火之国木叶村，穿着灰蓝色外套的忍者不紧不慢地走进了任务处，他笑着和熟人打招呼，说着毫无营养的废话。任务完成的顺利吗？托您的福，很顺利。听说你孩子今年就要上忍者学校了，恭喜！哈哈，谢谢谢谢，这孩子比我有天分，将来说不定能成为上忍。是吗？真是太了不起了。穿过大厅后，走向交接高级任务的办公室，一路上不断地和人打招呼，显然是人缘非常好。等到拐弯走进过道，前面没有了人后，忍者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他动了动嘴巴，甚至用双手揉搓脸颊，缓解脸部肌肉的不适。从大门开始就笑，一路笑到这里，肉都酸死了。唉，说的全都废话。自己执行 B 级任务，全虚全意的回来了，怎么会不顺利？孩子上忍校就能成为上忍，你咋不上天呢？废话真让人烦躁。这村子的人就是不如朝阳区群众，说话一点都不实在，就是问我吃了没，也比装腔作势的话好听。从村子大门一路走过来，满满的都是相互认识的人，忍者只能一直维持着礼貌性的微笑，不是发自内心的笑就特别累费脸。活动了下巴后，忍者还是觉得不舒服，只好用手大力揉搓了几下，一直有了痛感，这才感觉松活了不少。然后他又敲了敲自己的腰。说起来最讨厌的还是现在的忍者，自视世事的阶层，努力的学习什么狗屁贵族风范，见谁都是相互鞠躬，腰都酸了。灰衣忍者双手叉腰，顺时针做了几组转腰动作，反过来又是几组，最后蹦跳了几下，终于觉得全身都轻松下来。然后他推开办公室的门，脸上露出了略显平淡的微笑。这次不是假笑。办公室中正在审视文件的忍者抬起头来，看到灰衣的少年忍者也笑了起来。不错，这么高难度的 B 级任务都完成了，你的中忍晋升肯定是没有问题了。这还得感谢您的推荐，队长。不用感谢我，推荐你是因为你的实力足够了，换个中忍执行这个考核任务，肯定是死的骨头都找不回来，还是要感谢的。在我看来，机会是最重要的资源，您给了我而没有给别人，那就是我的幸运。危险的 B 级任务有什么好感谢的？你完全可以参加中忍考试。办公的忍者突然卡壳，显然是想起了什么。站着的忍者挠了挠满头的黑发，然后苦笑地揉了揉鼻子，默然笑道：我去参加中忍考试，可比 B 级任务危险得多。毕竟我头上顶着宇智波这个姓氏。办公忍者须发已经都是灰白色，听到自己曾经的部下的话，也忍不住苦笑起来。哎，对，我还真的忘了，你是宇智波。哈，团藏。他又抬起头看着面露苦笑，却依然神态平和的部下，忍不住再次摇了摇头，感慨地说道：不能怪我会忘记，你除了姓氏是宇智波，又有哪里有宇智波的样子？自大、狂躁、傲慢、看不起人，手段粗暴，哪都不像。哈哈，至少我也有写轮眼嘛。哦，你居然真有写轮眼啊！当了你2年的队长，我怎么没有见过你用？嘿嘿，因为队长大人实力太强了，我根本不用开启写轮眼的。你这家伙还是这么会说话。两人说说笑笑的完成了任务的交接，老忍者开出了任务凭证文书，凭借文书才能够领取任务奖金。至于晋升中忍，那还得等流程，因为忍者晋升是必须得到火影大人批准，并且是他亲自签字才能生效。临走前，老忍者又叫住了自己的部下：宇智波优，你不是警务部队的成员了，接下来打算做什么？宇智波优耸耸肩，自然地回答道：也没有什么打算，就做个任务忍者呗。托您的福，我马上就能晋升中忍，以后可以自己承接任务，以我的实力生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老忍者摇了摇头，叹息道：哎，一个人就能执行的任务可不多，就算是能生活下去，但日子会很拮据的。没办法，我倒是还想做警卫部队的工作，可是宇智波刹那长老认为我太软弱，不适合展现宇智波家族的威严，坚持要开除我，8代队长也没有办法。原来如此，我就说嘛，你在警卫部队做那么好，连带宇智波家族的风评都变好了，居然就被开除了。原来是刹那那个白痴。老忍者的资格显然是很老，毫不客气地评价宇智波刹那是白痴。宇智波优自然是非常赞成，在他看来，刹那就是自家的猪队友，和政敌志村团藏正好凑成一对，内外齐齐发力，共同将宇智波家族推向深渊。至于宇智波直水和宇智波鼬，不过是家族已经走到了绝境后，来自年轻一代忍者最后的挣扎。当然，直水只是笨，他愚蠢到分不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固执地相信家族政敌能够帮助家族，以至于最后憋屈的自杀。而鼬是疯子，他的行为没有逻辑。还有一个宇智波带土，这是个极致自私的疯子。宇智波优只要想到这3个都觉醒了万花筒，就觉得前途一片灰暗，自己和所有亲戚的脑袋上都有一个血红色的倒计时，绝大部分数字一致的倒计时。真想叛逃啊！但是忍界很危险，他的实力很孱弱，只有住在宇智波族地，仰仗宇智波家族的庇护才能保证安全。暂时不适合和刹那老头翻脸，宇智波优就没有顺着队长的话头附和，他就是笑着等老队长发泄完，这才行礼告辞。用任务凭证文书换取了12万两的奖金，宇智波优抽出几张纸币去市场采购食材。这次任务出行了7天，因为家里还没有冰箱，储存的食物肯定都完蛋了，必须重新购买。木叶村的市场很繁荣，商品非常齐全，宇智波优很快就买到了白芝麻、海苔、鸡胸肉、胡萝卜、鸡蛋。想了想，他又买了酱油和几种香料。回到家中，先将腐败变质的食物都清理掉，然后将积累了7天的灰尘也清扫干净。检查了米缸里的大米，发现没有生出米虫，也没有老鼠出入的痕迹。宇智波优满意的点点头，挖出满满一碗大米，简单淘洗2次，便倒在锅里，注入适量的清水，点燃柴火煮饭。就在米饭香气飘散开的时候，
哐当一声，宇智波鼬特意拉开了插销的窗户，被撞开，一道灰影闯进房间，就像灰色闪电一样，在窗台和椅子背上弹了2下，落在了他的对面。一只狸花猫以优雅的动作坐在桌子上，骄傲地抬着脑袋，用斜向下的角度看着面前的忍者，喵了一声：“你终于回来了，喵哟，我饿了，喵。”听到狸花猫的话，宇智波鼬笑了，手上的动作变得更快。趁着煮饭的时间，他另外烧了一锅开水，同时继续清洗白芝麻、鸡胸肉、胡萝卜，将鸡肉和胡萝卜用清水煮熟后捞出，然后快速地将鸡肉切碎，胡萝卜压成泥，打入散鸡蛋，用少量的酱油上色，加入除了盐之外的调味料，用快到看不见的手速搅拌所有食材，直到变成一团粉红色的肉酱。重新烧开水，将肉酱团成鸽子蛋大小的小肉丸，逐个投入滚水中汆熟后捞出。丸子汤继续熬煮，加盐、味精、酱油调味，最后用水淀粉调浆，增加粘稠度和口感，大火收汁。等到米饭煮熟了，宇智波鼬拿出2个碗，装入满满的白米饭，放上一层肉丸子，在其中一碗上浇上粘稠的酱汁，最后抽出几片海苔，在手心搓碎，均匀地撒在肉丸上，午餐就准备好了。其实加入海苔这个步骤他并不喜欢，但架不住另一位食客喜欢。宇智波鼬拉出桌子，把剩下的海苔还有自己腌制的咸菜装盘摆在一起，增加丰盛的感觉。他又翻出一瓶去年酿造的橘子酒，打开瓶口闻了闻，通过清甜的橘子香味确认酿造成功，不错，总算是没有变成橘子醋，虽然醋也能喝，但还是甜酒味道更好。宇智波鼬满意的给自己倒上一杯，摆上筷子就盯着狸花猫看。狸花猫的眼睛不受控制的锁定了丸子，嘴角的口水哩哩啦啦的流下来，但就是倔强的抬着脑袋，不肯主动的去吃。宇智波鼬无奈的摇了摇头，狸花猫就是如此骄傲，自己没有发出邀请，他就不会不给朋友面子随意的吃，这也是不够亲密的表现。梨花酱，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做的猫饭，作为朋友真挚的请你和我一起享用，不可以拒绝哦。好的，鼬你是我的朋友，你的面子，嗷呜嗷呜，那是要嗷呜，一定要嗷呜给的，嗷呜。把头已经埋进饭碗中，仍然坚持着把话说完，狸花猫就再也顾不得形象了，呜呜的猛干起来。宇智波鼬忍不住怀疑，这只狸花猫是不是硬饿了7天，就为了留着肚子，狠狠地炫自己给他做的猫饭？但这种事是看破不能说破，不然朋友就没得做了。虽然梨花是自己的通灵猫，但猫的个性就是骄傲，绝对不能忍受羞辱的。要是觉得被侮辱了，以后通灵梨花猫出来，第一个就要打的可就是自己了。宇智波鼬笑着开始吃自己的那份猫饭。其实浇了肉丸子汤做的酱汁就不能算是猫饭了，而是他最喜欢的酱汁丸子盖饭。首先夹起一颗丸子，送进嘴里，用舌头拨到后槽牙下面，轻轻一咬，刚刚能够感受到鸡肉紧实的弹性，丸子内鲜美的汤汁便爆了出来。因为底子是猫饭，特意减少了盐的用量，因此能够品尝到鸡肉的鲜甜，还有胡萝卜的糯香。紧接着，丸子外面裹着的酱汁那浓厚的香味以及咸口滋味加入进来，制造出多重的复合滋味。宇智波鼬很满意自己的手艺，但却对丸子的口感略有不满，太软了。要是能够买到鲜藕或者地梨之类脆口的蔬菜，最好还是略带甜味的，切碎了取代胡萝卜，嚼在嘴里感受那种脆生生的口感，配合紧致弹牙的鲜肉口感，那才是完美。只不过这样一来就不是猫饭了，没有研磨牙的猫只能撕扯和吞咽，是所谓狼吞虎咽也。所以猫咪吃不了脆口的蔬菜，它们的肠子能够消化坚硬的骨头，但对于脆生生的蔬菜却难以消化。硬要吃的话，有可能会导致食物卡在肠子里，引起腹痛和急性肠炎，这是一种可能致命的疾病。就算狸花猫是出身猫城堡的忍猫，也不能冒这样的风险。真要是做这种东西，那就得自己一份，狸花猫一份，太麻烦了。宇智波鼬懒得做，不再胡思乱想，宇智波鼬专心吃饭，全身心享受美食，还是自己做的，成就感爆棚呢。丸子配合米饭，口中味道略淡，正好用腌制的小菜搭配，依然是完美的咸口。一碗下肚，宇智波鼬并未满足，他成了第2碗饭，盖上丸子，浇上酱汁，很快又成了第3碗，一直到把一锅米饭和所有的丸子全吃掉，他才感到了满足。宇智波鼬慢慢地喝着橘子酒，等待干饭喵消灭他的第2碗，这次只有丸子没有米饭。猫咪是肉食动物，应该多吃点肉的。许久之后，狸花猫吃完了，他认真的行礼道：“多谢款待。”不等宇智波鼬还礼，他就用非常认真的语气说道：“尽管我享受了你的款待，但我还是要说，我不叫梨花，不许你叫我梨花酱。可你是梨花猫，还是女孩子，叫做梨花酱多合适。”喵，我叫做三轮雅士，三轮雅士，不是长什么样就叫做什么名字的。梨花猫气得耳朵上的毛都竖起来了，他用最大的声音说道：“梨花猫和梨花有个鬼的关系。”宇智波鼬笑嘻嘻的想，当然是汉语中的谐音关系喽。穿越是他最大的秘密，最大的秘密当然不会对其他人说。宇智波鼬坚信，只要有第2个人知道，秘密不再是秘密。如果他会死的话，这就是会带进坟墓的秘密。梨花猫三轮雅士再次大声的命令道：“总之，鼬，不准你再给我起奇怪的名字了。”好的，梨花酱。喵，我生气了。喵，你怎么会生气呢？梨花酱。嗷呜！失去理智的梨花猫从桌子上弹起，冲着宇智波鼬就是一通喵喵拳，打得人类脑袋噼啪作响。但梨花猫三轮雅士并没有把爪子弹出来，弹弹的脚垫打在脑袋上，一点都不疼，甚至有点按摩的感觉。宇智波鼬自然知道梨花猫手下留情，为了照顾小猫的面子，他特意啊的惨叫。一人一猫开心的打闹起来，全当饱餐后的消遣。打闹够了，就开始收拾残局。三轮雅士恢复了优雅的姿态，坐在窗台上，认真的将弄乱的毛发梳理整齐。
同时如同监工一样催促宇智波优干活。就不能帮忙吗？抱歉，我只有爪子，没有手。做饭是我，洗碗的还是我。赶紧喵！我还等着你准备水果喵。哎呦，你个肉食者，怎么就喜欢吃水果了？还不是你教唆的，你把猫草塞进西瓜里骗我吃，我现在就喜欢西瓜喵。西瓜很贵的，能有多贵？总不能比肉。一片西瓜等于2块鸡胸肉。喵！完整的鸡胸肉？要不我今天不吃西瓜了，你给我4块鸡胸，我带回家。哈哈，你个吃白食的猫，好意思拿我的西瓜换我的肉？做梦！老老实实给我吃西瓜，能补水能通便，好处多多。宇智波优将午饭和打闹的残局收拾好，时间此时已经是下午，太阳明显偏西，夏日空气中的灼烧感也消退了很多。宇智波优在自家院子的树荫下摆下竹榻，矮桌上摆着井水派拜好的西瓜，他也不用刀，双手轻轻一掰，西瓜就整齐的分成2半，比刀切的都平整。宇智波优右手持蒲扇，左手拿着西瓜，一边品尝冰凉脆甜的西瓜，一边看狸花猫三轮雅士喵呜喵呜的啃食西瓜，看着他彻底埋进西瓜中，把自己的毛弄得湿透，看着他吃的肚子滚圆，躺在竹榻上动弹不得。看着看着，宇智波优就笑了，他的心放松下来，连续7天外出执行任务的紧张被一点点消除。现在不是和平时期，第3次忍界大战已经开打，忍村外的治安环境日益恶化，外出执行任务的风险很高。明明是一个很普通的 B 级任务，在执行过程中却遭遇了好几波不明身份的忍者。就算是没有发生战斗，宇智波优也必须全力戒备，整整7天没有敢合眼，这才顺利的完成任务。紧张的情绪不仅仅源自于这次任务，他被警备部队开除后，就有了被征召上前线的可能，也是让他心烦不已的因素。都怪宇智波刹那，总有一天要他好看。只有和三轮雅士相处的时候，宇智波优才能彻底放松下来，让平和宁静的心绪浸润了他的心。老子在《道德经》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大致的意思是心达到空明虚无的境界，就会有清净自守，从而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平稳的呼吸间，无数的光点浮现在宇智波优的眼前，随着他的呼吸自然向他聚集。这是自然能量，自来也凭借他成为3忍之首，大蛇丸如今渴求的仙术根基。宇智波优在有意无意之间选择了红色的光粒吸收进入体内，另外的暗黄色、青色、蓝色和淡紫色的光粒全都驱赶开。红色光点融入体内，汇入经脉，与奔腾不息的红色洪流化作一体。随着红色洪流壮大了一丝，同样流淌在经脉中的查克拉又被挤出去了一丝，已经是细如丝线，随时可能会彻底断开。宇智波优身为忍者，对于自己查克拉流淌行将断绝没有丝毫担心，不惊不喜地继续吸收红色的自然能量光点，一点点地削弱查克拉。宇智波优吸收自然能量始于3个月前，此前的18年因为心不安白白浪费了。穿越这种事已经是21世纪的潮流，但轮到自己的头上就很糟心，尤其是到了一个战乱不休的世界。更要命的是，自己的姓氏叫做宇智波，注定横死的命运，搁谁能接受？但穿都穿了，再难也得活下去，总不能自杀看看能不能穿回去吧。再说了，宇智波怎么了？宇智波可是有通天梯的，宇智波可是男帅女俏，宇智波可是有钱的大家族。要是自己还有什么天赋和系统，那岂不是发达了？什么见鬼的灭族之业，那也叫是。等我天下无敌，就踩蚂蚁样踩死木叶 F4，干掉邪二代土，给前辈武王几个大逼兜，帮助小黑解放母亲，让他怀第4胎，美哉！可惜系统没有，天赋是普通优秀的宇智波模板。他随大流的锻炼，平平无奇的考入忍者学校，普通的得了4年第1，毫无波澜的作为头名毕业。然后他爹死了，战死在2战结束的黎明前。父亲的队长出于愧疚，接纳刚刚毕业的宇智波优进入他的小队，作为老资格的精英上忍庇护了他2年。之后，宇智波优退出小队，加入了警备部队，做了最低级的巡逻警卫。这一干就是6年。随着3轮雅士进入宇智波优的生活，他渐渐找回了前世的感觉，那种普通的治安片警的感觉。在他的辖区，不仅仅是宇智波族人，普通木叶村民也都和他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交流让宇智波优渐渐熟悉，熟悉产生了安心。无心安处是故乡。穿越后无依无靠的恐慌，2年作为下忍厮杀后的疯狂，都被第2故乡的安心消除了。宇智波优放下了越来越强烈的不安情绪，不再抓紧一切时间拼命修炼，只为在最后一夜能够拼命。必死的绝望激发了战斗民族的本性，疯狂的宇智波优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杀一个够本，杀2个就赚。就是在3个月前，宇智波优在安宁中感受到了自然能量，就像溺水者抓到了一根稻草，他从此开始吸收自然能量。在他3关中，修仙总是最强的。宇智波优没有道法传承，也不曾熟读道经，但他知道5行循环，也知道查克拉的5大属性，也就将自然能量分为5种，不是金木水火土，而是水火土风雷和查克拉属性一一对应，相生相克的关系全乱了。按照忍者的知识，5种属性的克制关系也是循环的，风克雷，雷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风，但全没有相生关系。不知道是忍者们尚未了解，还是忍界规则特殊。经过尝试，宇智波优发现他能吸纳红色的火属性自然能量，吸收之后有让人迷醉的舒适感，并且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正向反馈。但另外4种自然能量绝对不能吸收，否则就会有严重的后果。吸收的少会出现经脉扭曲、肌肉痉挛的症状，有时还会产生强烈的幻痛。吸收的多，不但疼痛症状加剧，身体还会发生异变，出现钙化、木化的现象，甚至长出扭曲的鳞片。一边是舒服且强大，一边是疼痛且虚弱。
宇智波优老老实实的吸收单一自然能量，一点点壮大体内的自然能量流动。只是有时候会忍不住自嘲，自己大约是最惨的炼气士，法才履的一样没有，修炼全靠疼和舒服指引，不知道最终会得到个什么样的结果。会让人感到疼的尝试还有一种，那就是将驯服的自然能量和查克拉混合，形成所谓的仙术查克拉。这种查克拉威力很强，能凭空让忍术提高2倍的威力，能让身体防御力增加3倍，尤其是对忍术的抗性能够提高10倍以上。但合成仙术查克拉会感到疼。宇智波优是正式的忍者，从小接受的训练让他对疼痛有很强的忍耐力，更何况疼痛的感觉并不强烈。但他在对比中发现，每次制造出仙术查克拉的提取和自然能量的吸收都会变慢。由此可知，仙术查克拉会损伤他的身体根基。凭借浅薄的道家知识，宇智波优知道仙道手重筑基，筑基贵纯求厚，损伤身体的根基必然导致潜力丧失，自毁前途。此后他就坚决不再合成仙术查克拉，老老实实的吸纳自然能量。今天是宇智波优吸收自然能量的第100天，他感觉到了变化，自然能量吸收的速度正在变快。其实不是他的主动行为，以小院为中心的整个木叶村范围，所有的火属性自然能量都在躁动，主动向他汇聚。火属性自然能量自动排挤其他属性，形成了红色的能量漩涡，汹涌地灌入宇智波优的身体，毫无阻碍地融入经脉。太快了，实在是太快了，有点吓人。但身体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应该没事吧？不对，是太舒服了，我停不下来。整个木叶村的自然能量在暴动。如果有仙术强者在木叶村，就能够察觉到恐怖的自然能量漩涡，顺着能量的流动找到宇智波优。非常幸运的是，此时的木叶村没有仙术强者，甚至连能够隐约感知到自然能量的忍者都没有。火影源飞日斩是个天生的政客，忍之暗智村团藏沉迷于阴谋，内心肮脏的人没有资格感受自然能量。3忍中的纲手有天赋，他的祖父就是最强仙术强者，遗传给了他敏感的自然感知天赋。但纲手的心并不安定，甚至得了恐血症这种心理疾病，就像是在眼睛上蒙了厚厚的黑布，他再也感知不到自然能量了。况且纲手目前离家出走，不在木叶村。蛤蟆仙人自来也心灵纯净，修炼妙木山仙术有成，当然能够感知到自然能量的变动，但他滞留宇之国也不在木叶村。冷君大蛇丸这位科学家真正认识自然能量，得等到20年后找到虫吾，在这个能够自动仙人化的孩子身上，对自然能量有了直观的认知，开发出咒印，才算正式了解自然能量。因为无人知晓，所以有最大的安全。没有人打搅，宇智波优渐渐进入了物我两忘、神游虚空的状态，体内经脉中的火属性自然能量越来越强，终于将最后一丝查克拉逼了出去，被迫回归身体细胞中。经脉中只有纯净的自然能量，红色洪流速度自然加快，产生了更强的吸力，更多自然能量涌入，红色的洪流就越来越稠密，渐渐有了雾化的迹象。浓稠的雾化自然能量在经脉中高速流淌，在宇智波优清净无为的自然状态下，向身体中央的任督二脉汇聚。从会阴附近的曲骨穴向上，沿着身体的正中线，带动气血向上升腾奔涌，与头部相会后，气血激荡，阴阳交泰，性质发生了些微变化。原来这就是所谓的龙虎交汇，阴阳开泰，真是很爽。自然能量经过交汇后掉头，还是沿着任督二脉向下，贯穿人体阴脉之海和阳脉之海，再次汇聚于曲骨穴。两股自然能量相互冲撞，激起阵阵涟漪，与曲骨穴上方3寸之处形成共振，不存在于真实的丹田轮廓越来越清晰。这就是我苦苦寻找却一直找不到的丹田。原来丹田不是找到的，而是自己开辟出来的。冲撞震荡后的自然能量会再次掉头向上，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如此往复了12轮，宇智波优如遭雷击般失去了对外感知，莫名感受到急速的下坠感。再度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片混沌的空间。空间中红彤彤的雾气氤氲蒸腾，就像暴雨前的彤云压城，气氛压抑，冲击着宇智波优。清灵宁静的心境渐渐有了不稳定的感觉。他感受到了危机，似乎心境崩溃后，他会遭遇致命的危害。同时，红色雾气中也在孕育着什么。直觉告诉宇智波优，孕育的东西就是解除危险的希望。他忍不住开始催促：快点，不管是什么变化，快点来吧，再快点。同时，他又给自己打气：坚持住，我才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去死。不知道坚持了多久，忽然间云雾中雷霆大作，红色的浓雾凝结成红色的雨滴，淅淅沥沥坠落下来。宇智波优的心灵突然一松，一种前所未有的狂喜涌出，所感所知无不通透明澈，整个人就像飞起来一样爽，超级爽。虽然宇智波优2辈子从未吸过草，但他就是觉得现在比吸草更爽。如果修仙是这感觉，沉迷修仙简直是理所当然。就在宇智波优沉醉于修仙的时候，红色的雨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一场暴雨在空间中爆发。红色迷雾迅速的变淡，近乎消失的时候，四面八方又有层层叠叠的红雾涌入，并立刻转化为倾盆大雨降落。宇智波优眼看着空间下方开始积水，明明没有任何地面，雨水就是这么凭空的积累起来，积成了一片小水洼。随着降水持续，水面渐渐增大面积，宇智波优的心也越来越清明，从迷醉的爽感中挣脱出来。他看着渐渐增加的水洼，心中被浓浓的平安喜乐填满，这是幸福的感觉。当水体大到足以被称之为水池时，红色雾气的涌入停止了，红色的降雨也渐渐停止。宇智波优感觉自己不由自主的上升，视角越来越远，速度越来越快，很快就看到了空间的全貌。那是一个如同鸡蛋的椭圆天地，有上下之分，却没有天地之别。上面是淡淡的是红色雾气，下面是波光粼粼的水池。丹田，直觉告诉宇智波优，
这就是丹田存在于真实虚幻之间的能够积蓄自然能量的奇迹。而他宇智波优在刚刚将气态的自然能量凝聚成了液态，大大提高了能量的密度和纯度，应该被称之为筑基。从我吸纳第一个红色光点，正好过去了100天，100日筑基。如果不能在今天完成筑基，那会怎样呢？宇智波优没有继续想下去，自己已经成功的筑基，想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毫无意义。随着上升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突然清醒了过来，发现自己以卧佛的姿态躺在竹榻上。这是他不知不觉摆出来的睡姿，明明是奇怪且扭曲的姿势，在经脉中江河流动般的自然能量疏通下，却能感觉到身体出乎想象的舒服，就像是成功做出瑜伽动作，极限的拉扯身体时，在筋肉疼痛之下的那种奇妙的舒服感。现在他没有任何疼痛感，因此感觉更舒服。经脉中的自然能量流到哪里，哪里就像被春雨滋润的大地，唤醒了勃勃生机。宇智波优感到身体中每个细胞都在欢呼，浓郁的自然能量化作细胞强大的资粮，推动身体向着更强不断变化。果然是筑基。筑基顾名思义就是铸造基础，强大完美的身体就是修仙的基础。从今天身体的变化看，筑基并不是一个关卡，只要通过就算完成。筑基应该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今天只是筑基的开始，所以它从现在开始的阶段应该被称为筑基期。筑基之后还会有金丹期、元婴期、化神、反虚、合体、大成，哈哈，谁知道呢？总之，我现在终于有直面未来的资本了。筑基有成证明宇智波优瞎胡搞的修仙有用，他3个月前抓到的不是稻草，而是一棵大树。未来终于不再是绝望，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完全能够成长到足够强大，以暴力消灭敢于威胁到他生命的敌人。宇智波优激动地坐直身体，将挤在自己怀里的三轮雅士抱住，举到自己面前。他开心地分享道：“梨花酱，我修仙成功了。”喵，我的名字是三轮雅士，不许你叫梨花酱。修仙？修个屁！你能像蛤蟆大仙人一样吗？连老婆婆都不行，凭你！愤怒的梨花猫突然卡壳，他怔怔地盯着铲屎官，讷讷地说道：“哟，我是不是看错了？你的眼睛怎么变成3勾玉了？3勾玉？不对，早上还是2勾玉。我今天没有遇到什么糟心的事情。”宇智波优疑惑地看向梨花猫，通过他的瞳孔反光，确认了自己的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开启了血轮眼，而且瞳孔中转动着的也的确是3勾玉。这就是筑基带来的好处。没错，筑基是完善和增强身体，宇智波一族的身体完善就是返祖，可不就是直接体现在眼睛上，觉醒3勾玉是有道理的。说不定筑基完成的时候，就是我的万花筒血轮眼开启的时候。心里美滋滋的宇智波优抱起梨花猫，不顾他的反对，狠狠地亲了一下，然后又是一下。可爱的小猫，味道都是甜的啊！他突然觉得手上黏糊糊的，而抱着的三轮雅士散发着清甜的西瓜香。雅士，你吃完西瓜没有洗澡？我要好好舔毛。梨花猫的口气很弱，眼神躲躲闪闪，不敢和铲屎官对视。宇智波优突然伸手摸了摸梨花猫的背部，果然是黏糊糊的。想到这只小可爱的位置和姿势，赶紧检查自己的外套，果然满满的都是蹭上来的西瓜汁，已经干涸变得黏糊糊的，十分恶心。我带你去洗澡。不要喵，不能让你脏兮兮的回到猫城堡，不然我和你都会被猫婆婆嫌弃的，她老人家会给我涨价的。我知道，我会自己洗澡，不要你管喵。呵呵呵，我可不信。你要干什么喵？炸毛？喵喵喵。宇智波优还是给三轮雅士洗澡了，事关自己的钱包厚度，由不得他肆意妄为。三轮雅士非常讨厌洗澡，因为三轮雅士其实很瘦，看起来胖嘟嘟的身体全靠长毛撑起来，一旦沾水就会现出原形。瘦，但有一个好吃带来的圆滚滚肚子，很不好看。三轮雅士非常嫌弃自己毛湿掉后的样子，因此不喜欢洗澡，尤其讨厌宇智波优给他洗澡。但无论怎么讨厌，他也拗不过宇智波优，而且也不可奈因为洗澡这种事就把自己的铲屎官给打了吧。三轮雅士只能委屈自己，只是拼命地发出老吴老吴的叫声。遭受了奇耻大辱的梨花猫把怒火转化为食量，在晚饭的时候训了宇智波优3大碗面条，这才脚步蹒跚地结束通灵，返回猫城堡。而宇智波优因为只抢到1碗面条，完全没有吃饱，感受着肚子里如同火烧一样的急火，他来到厨房寻找食物。但是看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厨房，宇智波优犹豫了。摘菜、清洗、生火、煮饭、炒菜，吃到嘴里得到什么时候了？还得再次打扫厨房。突然心血来潮，宇智波优想起了村子的美食：炸丸子、糯米丸子、红豆汤、章鱼丸子、拉面、天妇罗。馋了，出去买着吃。找出钱包，锁上门，宇智波优出发了。如今的宇智波族地位于村子中心，而且结构上是完全开放的，并不封闭。家族中只有那些个掌权的大佬、家族长老或者有资格竞争族长的嫡系家庭，比如傅岳家、刹那、四方、龙毅等长老家，反正就是宇智波家族所谓的嫡系家庭。因为他们占有家族生意的控制权，每年都能得到大笔的利润，收入自然就有宽敞的豪宅大院，才会用高高的围墙将自己和普通人隔开。如同宇智波优这样的旁系，都是得靠自己的努力工作才能生活下去，没有钱置办大宅地，自然也不会搞什么封闭院落。其实宇智波优成为了忍者，收入在宇智波族人中是很高的，远远超过没有忍者的宇智波家庭。这些族人除了一个姓氏，真的是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从事非常普通的工作，每天辛苦10几个小时才能满足基本的保暖需求。宇智波优在家族的街道上行走，立刻就有人认出来了他。哟，出来吃夜宵还是逛街？手烧大叔，我今晚有点饿，出来吃夜宵。吃夜宵？来吃我家的煎饼？我可不敢，你又不收我的钱，这多。
老婆子，快来帮我逮住这小子！他饿了，竟然敢不吃我做的煎饼！我的妈耶！宇智波鼬落荒而逃。手烧家的饼很好吃，但是太大了，一张就能吃饱，其他的美食怎么品尝呢？跑出手烧煎饼屋的围剿，还有其他人热情的招呼：哟，今年已经18岁了吧？可以喝酒了，来尝尝我家的酒。好，给我来一瓶。哟，我今天晚上炸的糯米丸子可香了，真是太香了，再给我加5串。哈哈，这还是你小子的主意，没想到糯米炸一炸，竟然这么香。怎么，又有什么新建议啊？拿出小本本，我觉得这个糯米丸子里面可以再加点馅料，甜的、咸的，还有肉，都可以试试呢。好好，太好了，我明天就试一试，记得来尝一尝，帮我确定哪个好吃。没问题。宇智波鼬怀抱着许多食物，坐到了手打的拉面摊前，要了一碗招牌拉面，开始大快朵颐。宇智波鼬的人缘好，是他努力工作的结果。过去的几年，他在警务部队担任基层队员，习惯性的按照人民警察骗警的方式展开工作。只用了3个月，他就和自己巡逻的区域打成一片。他知道巡逻区域内所有居民的家庭情况，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年龄、生日、工作、特长、生活习惯。他还根据每个家庭的具体困难，竭力提供他力所能及的帮助。尽管作为一个下忍的力量和财力有限，但用心的帮助非常有用。宇智波鼬上辈子干了20年骗警，处理鸡毛蒜皮的经验丰富至极。人民警察的骗警工作中心主打的就是为人着想，帮忙贴合实际，尤其注意不能让人感到难堪。没办法，曾经好评率和奖金挂钩的时代，他还不怎么上心，因为那时候抓小偷能立功，升职加薪不在话下。但后来现金消失了，小偷变少了，好评率还和编制挂钩了，铁饭碗不铁了，你找谁说理去？因为好评率的逼迫，他不得不用心了解民情，体会普通家庭的困难，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抓准帮助的关键点，这才能用最少的力气换取最大的好评。针对生活自理能力不足的老人，宇智波鼬会帮忙搬东西和跑腿，还会陪他们说说话，缓解寂寞。针对生活拮据的中年人，宇智波鼬从来不直接给钱，他知道中年人的自尊心受不了，从实际出发，帮忙介绍工作，帮助开设小买卖的解决繁琐的手续。开始一切为了好评率，时间一长就成了习惯。他可不是另一个不像宇智波的宇智波带土，那个傻孩子也活跃在宇智波族地，但做的好事全是自己想象的好事，不知道造成多少额外的麻烦。宇智波鼬不止一次为他擦屁股，处理他做好事留下的烂摊子，搞得是烦躁不堪。联想到未来就是这个二货弄死了波风水门，断了宇智波最后的希望，又和宇智波鼬联手灭了宇智波家族，宇智波鼬就忍不住手痒，特别想提前干掉他。但考虑到现在这个货不是班的唯一人选，杀了他反而抓不到未来的趋势，消灭危机的难度会更大，宇智波鼬暂时放弃了杀人的想法。嫌二代土必须死，但现在还不是他该死的时候。木叶村的人哪里享受过人民警察的服务，他们从惊讶到震撼，从戒惧到接受，最后几乎所有人都视他为最亲近的人。不仅仅限于宇智波家族的人，其他忍族的族人，普通的木叶村民都是宇智波鼬的服务对象。就像优的老队长说的，宇智波家族和木叶警务部队的名声因为他的工作出现了很大的改善，因此宇智波鼬突然被木叶警务部队开除，宇智波家族和警务部队的名声顿时遭到重挫。木叶村民很淳朴的，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宇智波鼬是好人，大好人，为难好人的就是坏人。连宇智波鼬这么好的人都容不下，木叶警务部队肯定是坏蛋集中营，就这么简单直接。宇智波刹那是眼瞎心也瞎，他坚定地认为赶走宇智波鼬做得非常对，维护了最强部队的纯洁性，维护了家族的名声。至于别人的评价那不重要，他的态度从来都是这样，不要你觉得，我只要我觉得。这就是宇智波家族最大的困境，家族内部的高层和天才都是比志村团藏更危险的真正敌人。以前每次想到这些家伙，宇智波鼬就会觉得郁闷、苦闷和无奈，因为这些家伙要么大权在握，手下忍者数量众多，要么自己就是上忍，或者两者兼备。明知道这些人是真正的祸害，宇智波鼬却没有能力清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胡来，拖拽着自己和宇智波家族向深渊坠落。人在无能为力的时候，自然会涌现无奈、郁闷甚至悲伤的情绪。但今天不一样了，宇智波鼬走在家族最热闹的街道上，心中只有开心和快乐，再也没有什么负面情绪。他已经筑基得道，未来必然拥有足以打破命运的力量。心中有了底气，宇智波鼬自然就不会出现各种负面情绪。面对同样的困难，他反而涌起了挑战困难的勇气。突然，宇智波鼬觉得不舒服，心脏异常的跳动，让他心神不宁。这是什么情况？黑暗中有人在盯着宇智波家族，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突然，又有一个戴着面具的忍者出现在黑暗中，他和进行例行监视工作的忍者对了暗号。这就是宇智波鼬。对，确实是一个奇怪的宇智波，就像一个普通的木叶忍者。不，一点都不像。你看，他不戴护额，更像是普通的村民。一个不危险的宇智波吗？不危险。你会相信，我们并不知道宇智波鼬是不是开启了写轮眼。这么多年的记录中，他没有使用过写轮眼。如果没有开眼，那倒是真没有危险。但要是有，那就说明他隐藏得很深。冷静的疯子最危险，要试探他。是的，看到同伴疑惑的眼神，发布命令的面具人解释道：“他今天完成了一个 B 级任务，而且毫发无伤。毫发无伤的完成 B 级任务，这可不是中忍的水平。团藏大人有什么命令？团藏大人怎么会关注宇智波鼬这样的小角色？我认为无需大人命令，我们就可以采取行动。这就是根部的行事风格。只要感觉有危险，
就敢于对任何人下手，无视风险和规则，也从不顾及木叶忍者的身份。所以监视的忍者没有过多质疑，直截了当的回应道：“好。”在拉面摊嗦面的宇智波鼬愣了一下，然后继续呼呼噜噜的嗦面。我就做个 B 级任务，居然能惹来杀身之祸。根部的试探非常粗暴，尤其是对宇智波家族的试探都是直接偷袭。宇智波鼬挡不住偷袭就会被杀，根部眼中最好的宇智波只能是死掉的宇智波。不要说什么攻击木叶忍者是大罪，根部可是执法者，他们随便弄点证据，说是间谍袭击就能糊弄过去。但要是挡住了根部的偷袭，就证明宇智波鼬隐瞒了实力，志村团藏就会站出来，不要脸的宣称掌握了他心怀叵测，充当沙隐村间谍的线索，必须探查记忆做确认。记忆探查非常危险，轻则智力受损，重则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当场毙命也非常正常。志村团藏绝对会动用手段，安排根部的人来探查记忆，宇智波鼬绝对没有好下场。也许最好的结局就是变成白痴。而且宇智波鼬可是穿越者，他的记忆如何经得起探查？记忆就是他的逆鳞，龙有逆鳞，触者杀之。威胁到我的命，那就杀掉他们。决心已定，宇智波鼬开始考虑行动细节。他刚刚听到的对话中有一个关键的情报，4个针对自己的根部忍者，沟通和行动都是私下进行的，没有向上报备。只要在他们将情报传递到根部之前，让他们形神俱灭，那就等于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莫名其妙的冲突让宇智波鼬觉得非常难受，但他主动发起反击，根部也会觉得非常难受，而且摸不着头脑。4个根部忍者在监视宇智波家族的时候失踪，志村团藏就是再能联想，也只能从他们的任务联想到宇智波家族的高层，不可能想到宇智波鼬的存在。把账算到宇智波家族头上，这是志村团藏的习惯，他会认为宇智波家族再次对自己挑衅，更加愤恨宇智波不尊重自己。志村团藏如此认真的想要宇智波去死，这些家伙怎么就不能老老实实的去死，然后把眼珠贡献给他呢？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遭到损失，志村团藏都会满世界嚷嚷是宇智波的错，就算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他还会叫嚷宇智波天生就是邪恶。所以宇智波鼬不觉得志村团藏的怨恨是问题，家族的年轻族长和长老们肯定也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所有人都习惯了，包括3代火影在内的所有人都会觉得其实是团藏在挑事，他又在无理取闹了。这就是狼来了喊得太多的下场。就算是死的根部忍者中有团藏舍不得栽赃的重要人物，能为他增加一点说服力，那又怎么样呢？这点说服力根本不够，结果不会有任何不同，最后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想好了行动计划以及后果，宇智波鼬还是忍不住在心里叹气。前世他出生于和平年代，虽然职业是警察，工作却是治安骗警，习惯了处理家长里短，最多对付撬门的小贼。他从来没有杀过人，也不喜欢杀人，但这辈子宇智波鼬是忍者，职业特性就是要杀人。为了活下去，他只能疯狂杀戮，直到对杀人感到麻木。但宇智波鼬还是讨厌杀人，因此在老队长退休时，放弃了晋升中忍担任队长的机会，进入宇智波家族的警务部队，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明明已经6年不曾杀人了，奈何今年运气不好，又得开杀戒。等等，这运气不对劲啊！说运气好吧，根部莫名其妙的盯上了自己，没头没脑的将自己置于死地，只能无奈杀人。说运气差吧，心血来潮出来吃夜宵，就听到了对自己不利的对话，反而有了提前应对的机会。这就是心血来潮，有意思，有修仙的味道了。杀人，宇智波鼬很熟练，知道在动手之前得考虑好善后的问题。宇智波鼬想要置身事外，就需要不在场的证明，需要选择合适的战场，最后是选择处理尸体的办法。不在场证明很简单，宇智波鼬除了火遁，最擅长的就是幻术，欺骗周围的食客很简单，没有人会发现他离开这里去杀人。但有个问题是幻术解决不了的，他看了看来不及嗦完的面，决定找帮手帮他处理。通灵术，梨花酱，白烟和爆炸声都被幻术掩盖，梨花猫三轮雅士直接出现在宇智波鼬的怀里，没有人发现多了一只梨花猫。在幻术遮掩下，也没有人会听到他和猫的对话。三轮雅士显然是已经睡觉了，被通灵吵醒后勉强睁眼，他问道：喵，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吗？我都睡觉了，我要杀人，需要你的帮助。三轮雅士的困意瞬间消失。好，宇智波鼬将自己听到的情况详细讲述了一遍，包括自己决定杀人灭口的想法，全都毫无遮掩地告诉了自己的通灵猫。三轮雅士用白手套的爪子洗了洗脸，让自己彻底清醒。怎么是根部的忍者喵？杀几个根部忍者不难，但没法隐藏痕迹喵会被找到的喵。没关系，我来处理尸体，不会有人怀疑到我们。好，我帮你喵。志村团藏就是疯狗，他养的手下也都是疯狗。哟，我觉得应该找个机会把团藏给弄死，实在是太麻烦了。早晚我要弄死他，但现在不行。为什么喵？志村团藏在村子里的敌人很多，但政敌只有我们宇智波家，弄死他会激化3代火影和家族的矛盾。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爆发内战，很可能是要波及到我的。那得忍到什么时候喵？等我能一只手打败3代火影。三轮雅士歪着脑袋问道：为什么想要打死团藏，得先打死火影喵？因为他们是背靠背的政治盟友，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喵喵喵，哈哈，人类的关系比喵咪复杂太多了，梨花酱不用在意这些细节。都说了，不要叫我梨花酱喵。还有，你不是已经成仙了吗？三勾玉血轮眼也有了，这都打不过3代火影。首先我没有成仙，只是完成了100日筑基，算是正式踏上了仙途，实力的质变还需要时间的积累。其次，三勾玉血轮眼只是在上忍中算不错，但3代火影更强，而且强大的多，我打不过他。
虽然元飞日斩历代最强火影的称号很有水分，但他终究是火影木叶村最强的忍者。梨花猫不再质疑，3代火影很强大，元飞日斩的忍术博士名头不是自封的，而是在第一次忍界战争中杀人杀出来的。强大忍者的名头可能是吹嘘的，比如最强风影、历代最强火影、最强战场杀人狂、7人联合可以杀死火影这一类的名头，基本上都不可信。但忍者口口传播的每个绰号，都是用敌对忍者的尸骨堆积起来的。刀口舔血的忍者能够认可的名号，全都散发着他们最为熟悉的浓郁的鲜血味。元飞日斩的强大，还轮不到今天的宇智波优挑战。三轮雅士接受了铲屎官的解释，但有个细节他还是很在意。为什么你说能一只手打死3代才会动手呢？因为元飞日斩是3代火影，火影却不只是元飞日斩一个人，想要用武力干掉火影，就不得不考虑火影这个职位的力量。宇智波优感慨地说道，火影是木叶村的代表，也代表着一大票强者，包括志村团藏、木叶三忍、漩涡九星奈、波风水门，还有10几位老牌影级忍者，以及300多位木叶上忍。让3代火影去死，最好是在他众叛亲离的时候下手，那只需要对付的只是一个影级忍者。我说一只手，是说自己的强大到反手之间能覆灭木叶村，才不用考虑太多的背后因素。三轮雅士眼睛里都是螺旋的纹路，他喵喵叫着，太复杂了，听不懂喵。优你就说让我做什么吧。笨猫。宇智波优轻轻地抚摸了梨花猫的脑袋，就没有指望过你能理解。你的任务是帮我做掩护，让人觉得我在这里吃完夜宵，然后回家睡觉。这个简单，交给我吧。对，不会出问题的喵。所以碗里剩下的面，还有这几串天罗腹，就拜托你处理掉了。哥。三轮雅士用2个爪子捂住了自己的嘴巴，防止自己呕吐出来。哟，你知道我晚上吃3碗面条，现在肚子还撑的。拜托了。话音刚落，宇智波优就从梨花猫面前消失了，不是瞬身术那样快速离开的消失，而是扭曲透明缓缓的消失，这是一个分身。三轮雅士目瞪口呆，梨花猫完全没有发现宇智波优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掉了，和自己对话的竟然是分身。普通的分身术制造的分身当然能说话，但要么是本体就在旁边用腹语说话，要么就是播放预先储存的声音。梨花猫用白手套的爪子摸了摸自己的耳朵，又捋了捋长长的胡须，用真实的触感帮助自己稳定情绪。太吓猫了。三轮雅士确定就是那句笨猫说完，宇智波优施展了分身术，无声无息的溜了。梨花猫并不是因为铲屎官的实力感到害怕，他害怕的是之后所有的对话都是忍术播放的录音，所有的动作都是预先设定好的序列，竟然丝丝入扣，毫无破绽。这是对三轮雅士了解到了骨子里，能够预判他的每一个想法，准确预测出他的每句话和每个动作。三轮雅士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以后对这个家伙要小心了，他要是骗我，喵，死定了喵。梨花猫用爪子揉了揉圆滚滚的肚子，深吸了一口气，以慷慨赴义的气概开始缩面。宇智波优留下的幻术覆盖着三轮雅士，按照他的动作同步做出了缩面的动作，没有人感觉到异常。正在监视的2个根部忍者也没有发现监视目标变成了幻术假象。宇智波优抑制了自己的查克拉，调动了在体内循环的自然能量，将自己的一切信息都消除掉，完美的融入到大地中。这不是土遁土中应鱼之术，而是由土属性的自然能量发动的土遁术。土遁术就是在土中遁形，在忍界这个词却是被借用作为查克拉土属性忍术的类别概念词。宇智波优今天筑基完成后，就发现火属性自然能量充盈到极限后，会自然的将黄色的土属性自然能量引入到他的体内。通过这种方式引入的自然能量，并不会引起任何身体的任何痛感，当然也没有类似火属性的爽感。等到外出逛街的时候，宇智波优就能够感受到一种类似火属性的爽感已经在萌发，那是一种充实厚重的爽快感觉。毫无疑问，这就是土属性自然能量。这一切都生动地展示了火生土的演化，也让他进一步验证了记忆中关于五行轮转理论的正确性。推断而知，他的土遁查克拉很可能也在萌发。作为宇智波家族的忍者，宇智波优掌握的忍术不少，隐匿行踪的技巧也很多，但在满是忍者的木叶村中，使用忍者技巧反而最容易被人发现。木叶村辐射面积不过10公里，单注册的编号忍者就多达8000，能够响应征召的忍者更是多达4万。这么多忍者集中在木叶村，这么多双敏锐且熟悉查克拉的眼睛盯着，只有顶尖强大的忍者才能做到隐秘的行动。暗部忍者和根部忍者根本没有他们自以为的隐秘，在木叶村内搞隐秘行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普通的忍者发现。但是木叶忍者看到戴面具的忍者，就知道这是代表火影的暗部，甚至是代表志村团藏的根部，为了避免麻烦，都会主动避开，装作看不见。在村子里，最大的隐蔽手段有2个，一个叫做权势，另一个叫做未知。宇智波优没有权势，所以选择了他不熟悉的仙法土遁，将自己融入大地之中，用这种忍者不了解的方法躲避无处不在的眼睛。尽管在大地中的速度不快，但目标的速度也不快。志村团藏自诩是隐之暗，行动严格奉行隐秘行动原则。他对部下的要求很高，根部忍者行动中被其他忍者发现并报告上来，被发现者就会遭到处罚。如果被普通村民发现，甚至可能遭到处决。尽管根部忍者知道看到了自己的忍者会自己避开，但木叶村有几万忍者，其中总是有些将种，万一撞到就倒大霉了。所以他小心避开人们的视线，从一个阴影跳到另一个阴影，根本走不快。根部忍者侧身闪过2座房屋之间的缝隙，就在他即将离开缝隙的时候，一双大手从地面中伸出，准确地掐住了他的脖子。宇智波优的上半身随之从地面上浮现出来，他已经开启了3勾玉的血轮眼。根部忍者只是一位中忍，
而且水平并不高。和三勾玉血轮眼对视的瞬间，他的意志就瓦解了。宇智波优没有审问情报的想法，直接拧断了忍者的脖子，然后带着尸体无声无息地潜入了地下。既然决定杀人，就不能想太多。除了离开的那个根部忍者，原本执行监视任务的3个根部忍者将工作从无重点的监视宇智波家族改变为重点监视宇智波优。其中负责指挥的队长还派出一人前去宇智波优的家里做布置。根部忍者决定伏击地点就选在宇智波优的家里，因为附近就有宇智波的其他人，需要提前布置一些阻挡声音和光的封印。夜间集市的拉面摊上，吃饱喝足的宇智波优满足地拍了拍肚子，和所有人告辞后直接就回家了。根部忍者跟在他的身后，距离集市越远，根部忍者们就靠得越近，甚至不再刻意地掩饰自己的身形。走到宇智波优的房子面前时，根部忍者的队长发话了：记住，等下不用留手，试探用全力。要杀死吗？杀！如果证明他觉醒了血轮眼，就说明这是个危险分子，该杀；如果证明他没有觉醒血轮眼，这就说明这个宇智波对村子没有价值，活着就是浪费资源，也该杀。是。根部忍者的声音很小，顶着幻象的三轮雅士没有听到，但从自家房子方向潜伏过来的宇智波优听到了。听到根部忍者的话，他忍不住从地下浮上来，叹气道：你们这么搞，就是在说宇智波该死啊！声音一出，现场气氛陡然变得杀机四溢，2个根部忍者都拿出了武器，根部忍者甚至直接拿出了起爆符。发布命令的队长更是机警，他居然直接掏出了警报信号弹和起爆符。2个根部忍者都明白自己现在执行的任务没有备案，如果被宇智波优反杀，团藏根本不知道是谁干的。而且情况比之前预想的最坏局面更加糟糕，宇智波优是个隐藏极深的忍者，他不但具有上忍的实力，还精通土遁，太危险了。现在想要把情报传递给团藏大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就是死，他也要把宇智波优拉进怀疑名单中。这种隐藏自己的家伙，只要被团藏大人怀疑，就不可能一直隐藏下去。隐藏实力的忍者不可能经得起详细调查。根部忍者队长猛地拽开信号弹的拉线，但信号弹并没有飞出去。就在他惊骇地低头要查看问题出在哪里时，他的视线突然消失，他的思维随即停滞，他死了。宇智波优说话之前就提前开启了血轮眼，用血轮眼幻术攻击了2个根部忍者的五感。首先被控制的是触觉，因为人类对触感变化不太敏感，对听觉和视觉非常敏感，对这2种感官下手很容易引起目标的警觉。然后被控制的是嗅觉和味觉，控制成功的瞬间，宇智波优就释放了毒气。这种毒气毒性猛烈，不但能够麻痹肌肉，还能制造幻觉。忍者吸入后致死时间只有10几秒。这么好的东西却有个致命的缺陷，味道十分刺鼻。警觉的忍者都能提前察觉并闭气，根本不会吸入足够的量，自然无法制造足够的伤害。但在幻术控制了敌人的嗅觉和味觉后就不一样了。2个根部忍者并没有拿出任何武器、起爆符或信号弹，那是在毒气引起的幻觉辅助下的幻术效果。实际上他们在听到宇智波优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全身麻痹，并立刻被宇智波优拉入了地下，很快死于剧毒。宇智波优在这里干脆利落的杀人，三轮雅士顶着他的幻影不会忘不忙的返回家。当他推开院门的时候，宇智波优也带着2具尸体从地下浮现出来，一人一猫合力将4具尸体做了初步处理，全都用油布包裹起来，再涂上厚厚的蜡，阻止尸体的气味泄露。木叶村的忍者中对气味敏感的实在是不少，只有彻底的密封才能切断追踪的线索。做完这一切，狸花猫已经累得瘫倒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道：暂时没有问题了，他们身上的封印也被我压制住了，但坚持不到天亮的。宇智波优将三轮雅士抱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柔软的毛，夸赞道：手艺真棒，梨花酱什么时候能变成猫娘呀？我不是梨花酱喵，我也不要变成猫娘，丑死了，那只是我画画的手艺不好，梨花酱变成猫娘一定会很漂亮的，烦死了喵！你要是不说正事，我就回去了。好吧，这是猫婆婆能帮忙吗？不可以喵，这些尸体有好几种根部的封印，没有办法通过通灵术带走，而且靠近木叶村的结界就会发现的，那就只能烧掉了。烧？那不是会立刻暴露吗？嘿嘿，只要我烧得够快，就不会暴露。你打算怎么做？就这样，这样，再那样。不想说算了，我回家了喵。等一下下就好，很快的。15分钟喵。宇智波优运转土属性自然能量，让地面如同水面一样翻开，形成一条斜向下的光滑通道，将4个大蜡封丢了下去。他也跟着跳进通道，向村子内的死亡森林方向快速靠近。三轮雅士拖着疲惫的身体，3下2下的窜到了房顶上，坐下来看着死亡森林中最高大的那棵树，静静的等待铲屎官的表演。10几分钟后，死亡森林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4个圆形的空洞，黑黝黝的深不见底。紧接着空洞中火光喷涌，伴随着4声沉闷的爆炸，表面被火焰烧得黑乎乎的蜡封从空洞中发射到了高空。职业的暗部忍者和警备部队忍者听到了爆炸，他们惊讶地看着4道淡淡的火线升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警备部队的宇智波们快速出动，分别赶往村子的各个居住区，准备应对可能爆发的混乱。暗部忍者以小队为单位，快速向死亡森林赶去，职责要求他们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点，尽快搞清楚事情的原委，为火影决策提供准确的情报。就在蜡封快要接触到村子的结界时，潜藏在尸体内部的火属性自然能量爆发了。爆发的自然能量演变成炙热的高温，尸体瞬间被加热到1000度以上，水分蒸发，脂肪融化，肌肉碳化，骨骼焦酥。砰砰砰砰！
膨胀的气体撕裂了尸体，4朵璀璨的烟花凌空炸开，上千度的碎屑接触空气后剧烈燃烧，释放出不同色彩的明亮光芒。在这一瞬间，整个木叶村都被烟花照亮了，数万忍者都被惊醒，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站着惊讶的忍者。三轮雅士望着天空，整只喵都呆了。宇智波鼬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到了他的身边，趁着狸花猫呆滞，玩弄着他可爱的三角耳朵。现在尸体的灰烬散播到了整个木叶村，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我这里了。竟然在木叶村杀害根部忍者，而且还把他们的尸体炸成灰烬，让全村的忍者和平民都看到，太嚣张了，太猖狂了！至村团藏怒火中烧，大声地咆哮着，肯定是邪恶的宇智波干的，只能是他们干的，他们居然敢杀害根部的忍者，这是叛村！日斩，身为火影，你要立刻决断，动员全村的力量，剿灭该死的宇智波。3代火影猿飞日斩今年47岁，刚刚脱离巅峰壮年的忍术博士依然强壮，对于挚友的咆哮无动于衷，就像大山一样安静地吞云吐雾。水户门岩轻轻地推了一下眼镜，冷冷地说道：“团藏，你有证据证明是宇智波的人动的手吗？”咆哮戛然而止。志村团藏阴恻恻地看向自己的同学，质问道：“除了宇智波，难道还会有别的人会做这么嚣张的事情吗？这不是证据，不可能说服木叶忍者，都被人打到头上了，还要什么证据？必须要证据，不然你的话没人会相信的。”猿飞日斩调转烟斗，在烟灰缸里轻轻敲了2下，制止两人的争吵。此时的3代火影不但实力强大，威望也处于最高的巅峰，他只需要做出简单的动作，就能让自己的同学暂停争执。他看向愤愤不平的团藏，轻声地说道：“团藏，宇智波家族非常强大，你有把握消灭他们吗？”志村团藏深吸一口气，木叶村有3万忍者，300名上忍，只要动员起来，消灭区区宇智波。我问的是你，你自己带着根部，能不能做到？团藏的眼睛瞪得老大，看着3代火影说不话来。这是什么狗屁问题？宇智波家族是木叶村的创建者，如今拥有上千名忍者，其中的上忍更是有足足37位，上忍中一半都是开启了3勾玉血轮眼的精英上忍。根部和这个庞然大物相比，完全是不够看的。志村团藏要是有能力带着根部消灭宇智波家族，他早就动手了，怎会在这里和3代火影逼逼赖赖？而且要是能够独立剿灭宇智波，团藏偷偷地瞟了一眼3代火影，心想：我要是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敢把你猿飞日斩拉下马，自己坐上火影的宝座，实现自己毕生的梦想。可惜都做不到。在猿飞日斩的目光逼视下，志村团藏恨恨地说道：“我做不到，那你就需要拿出证据。木叶的忍者不是你的根部的忍者，动员他们攻击宇智波，必须要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不是你随便制造的假证据，那没有用。”哼，我知道了。转寝小春抬起头来，略显刻薄但残存几分俏丽的脸上满是严肃。他毫不客气地对团藏说道：“注意你的态度，团藏，你对日斩要足够尊重，他是火影。”闭嘴吧，废物女人！混蛋，你想死吗？团藏，你的态度越来越糟糕了，给小春道歉。够了，都闭嘴！随着3代火影发声，办公室内顿时安静下来。木叶村的 S4在没有迈过50岁大关时，全都是实力强大的影级忍者，都有自己的骄傲。水户门岩和转寝小春也没有沦落成废物，团藏只是略微出挑，却谁也压制不住。只有猿飞日斩是稳压3人一头，权威之重与20年后不可同日而语。他再次点燃了烟斗，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平静地询问道：“团藏，你确实是拿不出证据吗？”志村团藏面对3个老同学的盯视，终于摇了摇头。确实是没有证据，杀害根部忍者的家伙干得太绝了，把所有的尸体都炸得粉碎，几乎是均匀的散布到整个木叶村，什么痕迹都没法寻找了。证据没有，但如果说线索的话有一个，敌人使用的不是查克拉，也不是火药，而是自然能量。团藏的话让3人大惊，转寝小春惊叫出声：“初代大人的仙术！”团藏纠正道：“不是仙术，就是自然能量，没有和查克拉混合的自然能量。”3个人都看向飞日斩，水户门岩问道：“日斩，你是忍术博士，对忍界和忍术的了解最深，你知道忍界中谁能掌握这样的力量？”3代火影摇了摇头，说道：“我知道的忍界各大势力中，没有任何一家使用纯粹的自然能量。初代大人的笔记，还有自来也修行仙术的记录，都证明自然能量是非常危险的力量，就算是接触，都能让人变成石头或木头。但是”3代火影眼神凌厉，怒火中烧地说道：“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竟敢在木叶村内对我们公然示威，不论是谁，都要让他付出代价。”志村团藏大喜：“好，这才是火影该有的决断。日斩，这件事就交给我，我一定能够找到做这件事的人。”3人都在团藏的脸上看到了幸灾乐祸的想法，顿时知道这个家伙又想栽赃宇智波家族了。水户门岩和转寝小春忍不住摇头，3代火影也是暗自叹气，这样的帮手有时候真是会拖后腿。3代火影想了想，觉得不能放任团藏瞎搞。要知道，现在战争已经开始，沙隐村正在和岩隐村搞摩擦，云隐村正在挑衅木叶，雾隐村则同时挑衅木叶和云隐村。虽然战争的规模并不大，但5大忍村如今都重兵集结于边境，随时都能演变成真正的忍界战争。这时候绝对不能在村子内搞出尖锐的矛盾，尤其不能和宇智波、日向这些大族搞坏关系。未来的战争需要他们出力，需要他们死人的。团藏，你找到的证据绝对不能是指向宇智波家族的，其他家族也不行，必须是村子外面的敌人，知道了吗？志村团藏的好心情瞬间消失，继而大怒：“为什么？这是全村都难以容忍的挑衅！只要能坐实证据，所有人都不会原谅宇智波。
有罪的宇智波才需要戴罪立功，罪奴才是最好的战争武力。团藏，元飞日斩听到团藏自以为是的话，气得须发奔张，怒喝道：“不要以为除了你所有人都是傻子！”水户门言点头，日斩说的对，不是第一时间找到的铁证，没有人会相信。转晴小春也赞成道：“不能这么乱来，齐木说帽事件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团藏却是不服，他死了都2年多了，还有什么影响？三代火影没有耐心说服团藏了，因为他是无法说服的，而且另外2个同学也表明了支持的态度，于是他直接拍板，就这么决定，执行吧。团藏瞬间卡壳，脸皮渐渐红肿，半晌之后憋出了名言：“你会后悔的，日斩，我才是火影。”团藏。深夜的烟花不仅仅是声音大，烟火多彩，光照全村，而且还有浓烈的蛋白质燃烧的味道。几十万普通人只是看了个稀罕，然后就继续睡觉了。但满木叶村几万忍者，大部分在瞬间就确认那是人体燃烧的味道，因为在蛋白质燃烧的味道中，还混合着烈火焚烧金枝的味道，非常独特。于是，在忍者之间，恐慌的情绪传播开，一时间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普通人平安喜乐，忍者们却人心惶惶。第3批集结的忍军因此军心大乱，三代火影不得不推迟忍军出发的时间，以免将恐慌情绪传染到前线去。所以，三代火影才会召开紧急小会，强制志村团藏去寻找证据，找出一个敌人来承担罪名。总之，这事是闹大了。喵，还敢不敢乱来了？不敢了。本喵以为你是个好人，谁知道你竟然是个变态。人体大烟花喵，丧心病狂喵，这个成语用得好。闭嘴！要早知道你是这样的变态，本喵才不会和你签订契约的喵。嘿嘿嘿，还笑，气死本喵了！给喵用力，好好搓搓。三轮雅士顾不得怕水和怕洗澡，主动的坐在池子里，命令铲屎官给他搓澡，而且还边搓边骂他，都是宇智波鼬的错。昨晚上咚咚咚咚的放了4个大烟花，尸体碎屑落得满村都是，狸花猫的毛发上自然也是落了一层。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一层灰，扫掉就完了。但对于忍猫来说，这是混合了人油、金枝、氨水后用火焰焚烧合成出来的奇怪玩意，那味道堪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三轮雅士当场就被熏得呆了，居然被宇智波鼬偷袭得手，耳朵都被他给摸了，奇耻大辱！喵的耳朵是能随便摸的吗？你个狗东西，咱们关系有那么亲密？三轮雅士缓过神后，给自家铲屎官赏了一通猫猫拳，留下40道纵横交错的抓痕，愤恨地结束通灵，返回了猫城堡。天亮后，狸花猫再次返回了宇智波鼬的家。没办法，那味道太冲了，猫城堡除了猫婆婆都不能接受，忍猫们联手把三轮雅士给赶了出来。狸花猫再不喜欢洗澡，也只能让铲屎官帮着洗了。洗1次不行，必须洗3次、4次，直到它闻不到恶心的味道为止。随着味道在香喷喷泡泡和清水冲洗下变淡，三轮雅士的心情好转了。他笑嘻嘻地开始猜测，他最不喜欢的犬种家的狗是个什么下场。结喵，我都成这样了，死狗们是不是真的死了？要是都死了，那可真是太开心了，这罪就算是没有白受。哟，洗好澡了，你得带我去犬种家转转，我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喵。宇智波鼬微笑着，连声答应，但就是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昨天居然这么狂放，想也不想就用最光明的方式，当着全村的面处理了尸体。这不是他的风格，他以前会用阴火，慢慢的将尸体烧成灰烬，再把骨灰撒进河里。今天回过神来，他觉得自己应该用土遁将尸体拖进最深的地下，无声无息的埋藏。就算是几10年后被人无意发现，那也是时过境迁。如果没有激活土属性自然能量，他也应该是将尸体带到南河川，在河水下面用火属性自然能量慢慢焚化，同样是神不知鬼不觉。反正不会这么疯狂。经过一夜的反省和思索，宇智波鼬已经确定，这是自己修行仙道所必然经历的心魔。火属性，心壮则生元，心元不定，一马4驰。宇智波鼬从火属性自然能量入手，完成了100日筑基。首先强壮的是心脉，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没有正经修炼法门，也没有名师指点，只是自己一个人凭借着乱七八糟的知识，凭借着身体的疼痛与舒爽作为指引。修行之中的种种磨难，宇智波鼬全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该如何克服或避免。现在就是他还债的时候。他的心脉太强，强到了5脏不均，自然会导致心火旺盛，心元因此诞生。外在的表现就是整个人好动、好强、好胜，行为莽撞，不顾后果，专挑最能吸引人眼球的事情做。如果不是筑基成功，激活的土属性强健了脾脏，起到了一点点调和作用，宇智波鼬昨天晚上就敢跑到火影岩上放烟花。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个寒战，要是真的这么做了，绝对会被暗部抓住尾巴，那就真的是后患无穷了。那么心元该怎么制服你？心元一马不仅仅是修行人的心魔，它本身就是人类未经驯服的天性，9成9的孩子都有类似的情况。人类是怎么驯服幼崽的呢？宇智波鼬可太熟悉了，上辈子他经历过9年义务教育，熬过3、5习题集，千军万马杀过独木桥，方法早就刻在了灵魂中。宇智波鼬很快想到了答案，专心，必须给自己找点事做，专心的投入进去，不能再这么闲了。喵，鼬你在嘀咕什么呢？我想现在虽然不用去接任务，但我得给自己找件事做，磨一磨我的性子，不能再犯昨天的错误了。非常好，喵，你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很满意。喵，首先给本喵做顿好吃的。好，先把毛蒸干。喵，不许摸本喵的耳朵，不是我干的，是手他自己动的，控制住不住。咦，居然不反对，耳朵好软，好好玩。喵喵拳，哦，疼疼疼！
宇智波优作为资深猫奴，家中常备适合猫咪食用的食材。他熟练的清点食材，找到鸡胸肉、奶酪、鸡蛋和面粉，决定做芝士鸡肉薄饼。首先将鸡胸肉煮熟捞出，然后将熟鸡肉切成小块，与奶酪、散鸡蛋和面粉混合，加入凉开水搅拌，直到面糊开始挂筷子，材料就制备好了。接着起锅烧油，将面糊倒入锅中，转动锅让面糊摊成均匀的薄饼，彻底固形后翻面，当两面煎至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一口气做了10张芝士鸡肉薄饼，宇智波优才停手。等待食物降温的时间，他又找到几颗鸡蛋和青椒，快速的制作了一份青椒炒蛋，特意放了许多的盐分，作为自己卷饼的菜肴。不算丰盛却香气扑鼻的午饭就准备好了，一人一猫开始填肚子。今天宇智波优没有准备酒，一则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庆祝，二来鬼知道昨天的事情和酒精有没有关系。他打定了主意，最近要老老实实的喝白开水，到过年前绝对滴酒不沾，这也是降服心猿的考验。吃饱喝足，宇智波优按照三轮雅士的要求，带着他去犬种家族的族地转了一圈。狸花猫听到了狗子们有气无力的哀嚎，看到了犬种大院溢出来的泡泡污水，看到讨厌的狗子们比自己更倒霉更难受，他的心情变得异常美妙。哈哈，臭狗，这次是真的臭啊！狸花猫用爪子捂住自己的鼻子，用隔着院墙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声的嘲笑：黑丸，你还活着吗？有没有被昨天晚上的臭气熏死？啊！从围墙中传出来一个虚弱的声音：臭猫，你都没死，黑丸大爷怎么会死掉？哎呀喵，本喵现在一点都不臭喵，还香喷喷的喵。你呢你呢你呢？你个臭狗，怎么有脸说本喵臭呢？汪呜，该死的猫，臭猫，你身体不臭，心眼臭，你偷我的肉，小偷猫，汪！哎呀，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记着呢，心眼真小。再说喵，我家铲屎的不是给你的主人赔钱了吗？咱们早就不想欠了。汪，不要以为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又来偷肉的还是你。喵呜，臭狗，没有证据，可不能随便诬陷好喵。就是你干的，犬种家所有的兄弟都闻到了你的味道。被骚动惊动的犬种爪走出院子，看到是满脸无辜的宇智波优，只能无奈的摇头叹气。自古猫狗是冤家，人猫人犬都会说话，不但改不了敌对的关系，反而会吵得更加厉害。这足以证明猫狗矛盾并不是因为猫言狗语误差导致，它们就是天性相互看不顺眼。三轮雅士吵得兴起，从宇智波优的身上跳下来，伸伸懒腰，晃动脖子，然后摆好架势和人犬们大吵起来。他跟着宇智波优已经3年了，学会了许许多多奇怪的知识，尤其是在吵架方面最为擅长，掌握了丰富的词汇和奇奇怪怪的歇后语。一只忍猫就能吵得一院子人犬暴跳如雷，最后气得失语，只会汪汪狂吠，发泄郁闷的情绪。犬种爪歪着脑袋看向心虚的宇智波优，他的眼神仿佛在质问：你怎么又交给三轮雅士污言秽语了？宇智波优无辜的撇嘴，用眼神发出了灵魂解释：我没教过，不是我不造。两位忍者同年出生，自然是忍者学校的同学，在学校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一般，主要是宇智波优成绩永远第一，而且从来不搭理人，显得格外高冷。那时候学校已经开始流行提前毕业的歪风，但身为无可争议的第1名，宇智波优就是不肯提前毕业，压得整个年级段学生都无法赶潮流。犬种爪就是当时恨他的学生之一。但等到毕业2年，宇智波优任职警备部队的时候，同学们的心态已经大变，所有人都暗暗感谢当年的头名，他的阻止让自己活了下来。那些提前毕业的家伙不幸撞进了战争末期的漩涡，他们的死伤不能用惨重来形容，而是全灭。再加上此时的宇智波优总是满面笑容，言语礼貌，待人亲切，而且热情积极地帮助所有人，就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除了去年毕业的宇智波带土，所有人都非常喜欢宇智波优。犬种爪和宇智波优的关系自然变得亲密起来，但两人的忍受却成了死敌，每次见面都要吵架。好在人犬和忍猫的大战仅限于口水仗，就算是被骂到自闭，也不会爆发直接冲突。失败者会回家自己消化，下一次再找回场子。于是两位同学就蹲在墙角下交换昨夜烟花的情报。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吗？完全没有线索，整个村子都是味道。而且这位实在是太冲，我和有女家的被熏得可惨了。犬种爪指着自己红彤彤的鼻子，瓮声瓮气地说道：你看看，我的鼻子肿这么大，都闻不到味了。啊，你要是嗅觉出问题，以后可怎么办？没事，医生说过几天就会好。黑丸他们更厉害，可能1个月都好不了。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然以后在战场上遇到这种攻击会出大麻烦的。你说的对，我家里已经在想办法了。等到三轮雅士和黑丸之间的战斗结束，狸花猫以绝对优势完败人犬，两人也已经谈得尽兴。在回家的路上，三轮雅士趴在宇智波优的肩膀上，贴着他的耳朵问道：有问到什么情报吗？村子里有发现什么吗？村子只找到一条线索，他们发现了自然能量的痕迹。喵，这也能发现？是啊，我也没有想到，明明自来也前辈不在村子里，居然还是被认出来了。会有危险喵？没有危险，至少这一次没有危险。但是以后我使用自然能量就得小心了，不能让人发现。一时的放肆，竟然封住了自己最强的手段，损失太大了。过了好一会，三轮雅士讷讷地说道：哟，本喵也掌握了自然能量，会不会有问题喵？啊！宇智波优在自家小小的训练场内仔细地观察狸花猫凝聚的火球和风球，然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怎么样喵？放心，是仙术查克拉，不是纯粹的自然能量。喵！恭喜了，三轮雅士你成功完成了仙术修炼，成为第1只猫仙人。不是喵，
猫城堡的猫鼬是第一个猫仙人，我是第二个。他是怎么掌握仙术查克拉的？不知道喵，猫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会了，所以我们也没法学。那么你呢？三轮雅士，你是怎么掌握仙术查克拉的？就是你说自己成仙的那天，我在你的怀里，我睡着了，醒来之后就会了喵。这么说，你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学会的？不知道喵，但是没关系，你会知道的。啊，你这么聪明，现在不知道，以后一定会知道。合着全靠我喽？铲屎的，这是你的荣幸喵。哈哈，都交给我吧。但是，喵，不许摸我的耳朵。突然，宇智波鼬的院门被敲响，敲门声稳定响亮且干脆，显然来人实力强大，性格沉稳，行事利落。宇智波鼬闪身来到门前，打开院门，看到了一个熟人，八代队长。宇智波八代是宇智波鼬在警备部队中的队长，开始是小队长，后来是中队长，最近更是被部长宇智波富岳看中，一举成了4位大队长之一。要知道，他今年才28岁，就已经成为警备部前5的大人物了，走到了普通宇智波忍者职场的巅峰。当然，在宇智波家族，他还算不了什么。当初宇智波刹那强令开除宇智波鼬的时候，八代的竭力反对也是毫无作用，但宇智波鼬是要成情的，他亲自上门来，就算是他还带着宇智波良太和宇智波泰三，宇智波鼬也必须恭敬地请入内室，并且奉上家里最好的香茶。八代队长，您怎么来了？宇智波鼬知道八代性格直爽，因此直接询问来意。氏族里出了什么事情，还是警备部有什么变化？宇智波八代礼貌地喝了一口茶，然后才回答道：是部里的事情，有些事情我实在是想不通，只能亲自来询问你了。好啊，您请问，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哼，你离开警备部应该是超过10天了，先说说你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吧。嗨，离开警备部我就重新做任务忍者嘛，也没有想要组队的人，就自己一个人接任务。虽然合适单人执行的任务不多，但我一个人也不用分奖金，收入还过得去。晋升中忍的事情怎么样了？离开后有没有找到渠道？我的老队长帮我申请了晋升任务，任务已经完成，就等着3代火影那里的程序走完，我就能够晋升为中忍。好，很好。然后2人就一直喝茶，都等着对方开口。最后还是宇智波鼬觉得自己这辈子才18岁，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比年近中年的八代更沉稳。为了保持自己的人设，他打破了沉默。八代队长，你要问我的是什么事情？宇智波八代暗中松了一口气，放下茶杯问道：你可能已经预料到了，在你离开后，村里对警备部的风评急转直下。唉，刹那长老实在是一言难尽。哈，不要提那个死老头，他肯定是不承认自己犯错了。我觉得他甚至会说村民都是小人，白眼狼，明明宇智波在庇护他们，居然还不满意。宇智波鼬看到八代目瞪口呆的样子，忍不住哈哈笑道：我猜对了，他还真的说了这样的话。哈，也对，反正这个死老头是不会认错的。宇智波鼬毫无顾忌地嘲讽宇智波刹那，宇智波刹那并不是他认可的亲戚，而是敌人。宇智波鼬好几次都对着刹那长老脸红脖子粗，讲理讲的刹那老头完全不讲理，只能像是败犬一样嚎叫着要决斗。如果不是当时他有今天的实力，宇智波鼬说不定会放弃隐藏实力，也要狠狠地说服老头。还是缺少爱的铁拳啊，小生。哟，你说什么？没什么，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宇智波鼬问道。风评下降我离开前就说过，应对方案也留下了计划书，您怎么还亲自上门来呢？唉，宇智波八代长叹道，我按照你的计划书选择了几个能够接受的队员，但执行后的效果完全不行。宇智波良太终于忍不住开口道，你的方法完全不行，我明明那么努力的提供帮助，他们就是完全不接受。宇智波鼬听得直皱眉，忍不住用手搓着下巴，感受正在变硬的绒毛，询问道：良太，说说你都帮助了谁？还有你具体是怎么做的？你的意思是我是个笨蛋？我没有这样的意思。那你问这么多做什么？我都说了，我是全力帮忙，我非常用心的。宇智波良太，八代队长怒喝一声，斥责道：我带你来是为了找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不是让你胡搅蛮缠的。嗨，老老实实回答优的问题。嗨，宇智波良太不情不愿的将他这10几天帮助人的细节都说了出来。随着他的讲述，宇智波八代和宇智波泰三眉头紧皱，他们显然是没有发现哪里出了问题，但宇智波鼬听的却是满脑门子黑线，这就是正经的宇智波呀，好事都能给办成坏事的家伙们。他仔细打量了宇智波良太，果然因为气愤而现出的血轮眼中满满的都是怒火和委屈，以及清澈的愚蠢。停！宇智波鼬实在忍不住打断了宇智波良太的讲述，问道：你为什么要给亚弥子钱啊？宇智波良太被问得莫名其妙，八代和泰三同样也是摸不着头脑，不解地看着宇智波鼬。他不得不再问了一遍相同的问题。亚弥子的母亲生病了，他需要钱买药。宇智波鼬大声地反问：所以你就直接给他钱，难道不对吗？当然不对。亚弥子的姓氏是什么？是宇智波呀。眼看3个宇智波还是摸不着头脑，宇智波鼬突然体会到了一种熟悉的心情，那是上辈子他帮加班的师傅带孩子，在辅导孩子做作业时，无论他教多少遍，4乘以8永远等于30的心情，想要杀人的心情。他双手高举，手指如同鹰爪，恨不得一把掐死3个蠢货，但想到自己正在和星元做斗争，硬生生忍了下去。解释是不可能解释了，这3个宇智波没有能够听懂解释的脑子，只能举例了。宇智波鼬突然指向宇智波良太，说道：帮助人被人误会是很难受，没关系，听说良太想要火遁火龙潭之术，我可以给你，这样你的心情就好了吧。
他故意做出一副洋洋得意、高高在上的样子，顿时激怒了宇智波良太、八代和泰三，也觉得很不舒服。良太双眼通红的怒吼道：“你再侮辱我！”宇智波优用更大的声音吼了回去：“那你给钱，宇智波、重音、亚弥子就不会感到侮辱了。”啊！三个宇智波顿时傻眼，自己亲身的体验让他们一下子就理解了问题所在。我在计划书上反复强调，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因地制宜，要照顾被帮助者的情绪，不要自以为是的以为我是为你好就没有问题了。你们是一个字都没有往后看，这就是宇智波家族所有问题的根源，自以为是的为你好。宇智波优指出了宇智波八代他们的错误，然后帮助他们分析了谁才是需要帮助的人。他还讲述了这些人都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又有哪些忌讳需要注意，帮助的时候哪些资源是现成的，哪些资源需要额外努力。一旦讲到具体的工作，就有太多的细节需要注意。宇智波优絮絮叨叨的讲了好几个小时，宇智波八代他们听得满眼都是蚊香，甚至是昏昏欲睡。说实话，宇智波家族的忍者不适合干这个工作，他们的心眼太实在，嘴巴还笨得要死，个个还都是暴脾气，明明是做好事，却能把人给得罪死。更别提处理那些分不清对错的琐事，缺乏和稀泥能力的宇智波能够同时得罪双方，让本来吵架的两边一起怨恨宇智波。木叶村的警备部怎么看都是千手飞尖给宇智波挖的坑。最适合这份工作的明明是朱鹭蝶，奈良聪明，山中洞悉人心，秋道憨厚，而且战斗力也很有保障，什么事他们都能处理得妥当。哪怕交给守旧的日向，甚至是笨蛋的犬种，也比交给暴躁的宇智波要好得多。天壤之别。对，和宇智波相比，所有人都他喵的是天。天快黑的时候，宇智波优送走了宇智波八代三人，关上门后却遗憾地叹了一口气。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适合就是不适合。再加上宇智波刹那为首的极端顽固派，他们随便做点什么恶心的事情，就能毁了所有人的努力。宇智波优自然知道今天是白费功夫，但这是必要的铺垫。心源暴动后，宇智波优的想法开始转变了。他喃喃自语道：“为什么自己不能掌握宇智波家族？”你在说什么喵？三轮雅士跳到了优的肩膀上，他可能是刚刚睡醒，躬身顶臀，大大的伸了个懒腰，白手套的爪子裂成绽放的梅花，勾引的宇智波优蠢蠢欲动。不行，关系还不到位，就不能揉爪子，忍住。干笑了几声，宇智波优回答道：“哈，我是在说宇智波家族主导的警备部想要扭转现在的被动局面很难。喵，这可真是太难了，完全是无解的事情。喵，等等，你刚刚说除非这么难的事你也有办法？我有不是办法的办法，除非宇智波优自己站出来直接主导宇智波八代的大队，他有足够的才能可以处理好木叶村里的每一件事，在把事情处理好的同时还能照顾好村民的情绪，扭转宇智波家族和警备部的名声，他有十足的把握。但问题不在这里，站出来之后的他将会成为宇智波家族改变的标杆，也会成为家族内外敌人的重点攻击目标。他不但要和家族顽固派斗争，还得和对内强硬对外妥协的族长斗争，更是要提防志村团藏的阴谋和暗杀，甚至要和火影争夺人心。三轮雅士听得毛骨悚然，喵喵的，你一定会先死。是啊，我一定会先死掉，所以不能这么做，我也不会站到斗争的第一排的。但是掌控宇智波家族也不是必须成为头面人物，我可以暗中灌输思想，然后培养一个最合适的新族长，让他成为我的白手套。就在宇智波优思索家族内谁能够顶掉宇智波富岳时，三轮雅士喵喵叫了起来：“哟，我饿了喵！”可爱的小猫柔声的请求瞬间驱散了宇智波优的坏心情，他挽起袖子，笑着回应道：“今天说话的时间太长了，我来做速度最快的饭。”“好的喵，快点喵！”宇智波优熟练的淘洗大米，点火蒸煮一锅米饭。再简单，肉食者的猫咪也要吃肉，恰好中午还有剩下的水煮鸡肉，趁着煮饭的时间将鸡肉剁碎。然后他在厨房翻找出一块木板式的木鱼，拿出厨用刨子，刷刷的刨出一大堆木鱼花。随着木鱼花的出现，深海煎鱼干与空气接触面积大增，来自深海的鲜咸香味弥漫开来，就像鱼钩一样，死死地勾住了人和猫咪的嗅觉，并且产生了奇妙的味觉联想。咕噜一声，是人类和猫咪吞咽口水的声音，接着它们的肚子发出了雷鸣般的抗议。这味道真是太要命了，不愧是忍界的深海煎鱼，上辈子的木鱼花哪有这般吸引人。很快米饭就熟了，首先将鸡肉丁撒入，然后倒入少量酱油调味煎上色，搅拌均匀后将木鱼花撒在浅褐色的米饭上。受到米饭的热气蒸腾，木鱼花散发出的鲜咸香味愈发浓郁，让人胃口大开。就在他们猛吃的时候，浓烈的香味散发出去，顿时激起了邻居家的不满。哟，这小子又刨木鱼花了，他的钱是不是太多了？自从和忍猫缔结契约，这小子3个月就要买一次木鱼，那么一小块就能抵得上4口人1个月的饭钱，真是舍得。笨蛋，那可是忍猫，而且优早就是忍者了，忍者的收入买木鱼不是很正常。也对，太郎园子、小田切、长泽，你们要加油哦！从忍者学校毕业后就能成为忍者，就能挣到好多钱，想买什么好吃的就能买。我会努力的。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师不关心邻居家的抱怨和打气，自顾自地享受着简单的美食，直到满满一锅米饭被一人一猫吃得干干净净，这才满足地停了下来。吃饱了，真是舒服喵。宇智波优休息了一会，喝完一杯茶，开始收拾残局。大约半个小时后，三轮雅师的后颈肉被揪住，不由自主地蜷起四肢，任凭宇智波优带着他出了家门。干什么喵？跟我一起跑步锻炼？不要，本喵的幸福时刻还没有结束呢。梨花酱，难道你没有发现自己变胖了？再不锻炼，你就真的要变成小猪喵了。不要叫我梨花酱，变胖喵喵喵。2个小时后，
不行了喵，要死了喵，跑不动了喵。忍猫不是以耐力著称的，今天的运动量差不多了，梨花酱好好休息吧。你还要继续？我再跑一会，今天没有准备负重，只能用时间来弥补。怎么会突然这么努力喵？不得不努力啊，不然我会有危险的。宇智波优穿着一件厚实的马甲，上面插满了负重铅块，呼哧呼哧的在村子边缘跑步。说是跑步，其实比走的还要慢，几乎是一步一挪，每一步都会留下深深的脚印，汗水像下雨一样滴滴答答的落在地面上。绝大多数的忍者都以速度和敏捷见长，但凡毕业的下人，跑步时速都在100公里之上，比如宇智波优就能跑到时速200公里。但那是正常的负重状态，他现在身上背负了整整650公斤的重物，每走一步都得动用全部的力量。刚刚出门的时候还能跑得起来，但围着村子的围墙跑了半圈，整个人就彻底蔫了。体力严重下降后，最强烈的体会不是重，而是因为负重带来的重心变化对他的动作的干扰。宇智波优现在就像是一把锤子，而且是垂头在上的情况，随时随地都有摔倒平躺的趋势。在行走中维系自身体重10倍重物的平衡，比单纯抬腿走路难得太多了。很快他的体力就消耗了大半，随后就是被排斥出经脉，散落在4肢百骸的查克拉顶上。奇妙的是，查克拉不在经脉中循环，却能够通过循环的自然能量相互沟通，发挥出来的威力更大。宇智波优竟然能够背负重物，迈腿跑出60公里的时速，甚至能用查克拉保护树枝，然后在树枝上跳跃如猿。但负重终究是太大，查克拉顶不了多久也被消耗殆尽。修行仙道在筑基后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榨取身体细胞中的查克拉，无论如何都不会。在安全值以上有多少就能用多少，但在达到了安全值后一滴都别想有。于是只剩下精疲力竭的肌肉强撑，这就是宇智波优为什么会如此辛苦的原因。但正是这段最艰难的时刻，才是他真正的修行时刻。没有查克拉的保护，在650公斤的重压下，每走一步，肌肉、筋膜、骨骼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不等疼痛的感觉冲到大脑，火属性的自然能量就会从经脉扩散过去，瞬间修复伤害的身体，修复还会带来一点点隐约可察的增强。紧追着疼痛的信号，因为伤愈产生的痒痒信号，以及因为强化产生的最为强大的舒爽信号相继抵达了大脑。那种痛、痒、爽的感觉简直无法形容。宇智波优欲罢不能，一步一步的向前挪动，享受着一波又一波的奇妙感受。修仙真是上瘾啊！突然，轰隆隆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宇智波优顿时觉得不妙，想要堵住自己的耳朵，却发现双手根本就举不起来。完蛋，要死！轰隆隆的声音也是沉重的脚步声，随着声源越来越近，声音也越来越大，甚至地面都出现了有节律的震动。哟，真是难以置信！凯，看到了吗？这位中忍还在坚持，太了不起了！我不是中忍，马甲也不是中忍制式马甲。算了，我不可能说服这两个执拗的家伙，而且我也完成了晋升任务，算是准中忍了。我看到了父亲，虽然他的速度非常慢，但这是我们修炼的方式不同，我们是背不动那么重的负担，所以不能小看。父亲，这位前辈是中忍，你只是下人，怎么能评价人？哐！拳头砸到了脑袋上。啊！你分心了，凯。专心，只有专心才能进步。你看看这位中忍，他是多么的专心。你这是懈怠，你这是浪费青春。哐！又是一拳。啊！青春是最宝贵的，必须加倍努力，这样才能有绽放光彩的一天。是，加油，加油！两个穿着绿色紧身衣、围着奇怪的橙色围巾、拥有黑亮的头发和炸雷般嗓门的忍者，各自举着一块比自己还大一圈的石头，踉踉跄跄的超过了宇智波优。双方已经不是第一次相遇了，就算是今天也不是第一次。该打的招呼早就打过了，因此两个绿皮忍者只是对着宇智波优咧嘴一笑，用闪亮的大门牙晃了他的眼睛，就跑开了。加油！还有2圈就能完成今天环绕木叶村10圈的目标，马上就完成了。是，父亲。青春。宇智波优的脚步没有停下，但他的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直到再也听不到这充满元气的喊声，才松了一口气。一只灰影唰地窜了出来，直接跳到宇智波优的脑袋上，正是三轮雅士。梨花猫挠了挠自己的耳朵，心有余悸地说道：“麦特家族的精神冲击太猛了，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适应的喵。整个早上要反复10次，哟，你是怎么承受的呢？”宇智波优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说道：“我封住了自己的听觉，刚才也闭上了眼睛。闭上眼，再封住听力，的确是解决方法。但你又是怎么知道他们离开了？他们走远了，三轮雅士你就会回来。好办法，多谢夸奖。”三轮雅士向后看了看，说道：“这对父子还需要20分钟才能再追上来，终于能够亲近一回了。木叶村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忍者？哈，麦特家族的忍者确实是很奇怪。你认识他们喵？不能说认识吧，毕竟我认识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我是谁。喵。”宇智波优没有向三轮雅士解释麦特戴和麦特凯父子有多么特殊，这对父子是他在这个世界印象最深刻的人，远远超过未来的男女主角。说到底，全凭拼爹站到忍界巅峰的家伙，可不够格和以凡人之身妄图是神的壮举相比。只不过连续3天的接触，宇智波优对他们的凡人之躯有了很大的怀疑。自己有同龄忍者中最充沛的查克拉，有强大神妙的自然能量，能够完美修复肉体损伤，还有宇智波家族成体系的锻炼方法。在这么多的条件支持下，宇智波优才能进行3个小时的极限锻炼。超过这个限度，他的身体自愈能力就会跟不上，不但不能因为训练变强，甚至会严重削弱之前锻炼的成果。
可麦特父子又拥有什么？只有忍者学校教的最基础的体术八门遁甲这个禁术，以及麦特戴用20年摸索出来的锻炼方法。他们甚至没有钱每天吃肉。如此简陋的条件下，两人却能够每天进行8个小时以上的极限锻炼，剩余的时间还要用来工作，不然就没有钱维持生活了。宇智波优抓住机会施展幻术，然后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他们真的没有特殊的血脉，也许支撑他们的就是坚韧的意志。奇迹！经过3天的考虑，宇智波优打消了入手8门遁甲的想法。这个禁术修炼起来实在是太痛苦了，更过分的是没有正向反馈，强行修炼不是自己能够承受的。宇智波优对自己的意志力有非常清醒的认知，最关键的是他在筑基阶段最核心的追求就是自然能量和肉体齐头并进，为进入下一个修炼阶段打好最坚实的基础。宇智波优模糊的印象中，道家体系的修炼都认为修者的身体是度世宝筏，一旦发生破损，在筑基完成之前要绝对避免导致身体缺损的伤害，也不能损伤本源根基，如纵欲之类的事情不可接受。如同麦特戴和麦特凯的锻炼强度简直比纵欲还恐怖，换个人这么搞，只要几天就会出现尿血的症状。宇智波优能够确定麦特戴在过去的10年中至少出现了10次以上的尿血症状，他的身体简直是千疮百孔，双臂、双腿、腰部、腹部、背部的肌肉都有横纹肌溶解留下的痕迹，而且反复的发生过不止一次，不然绝不会有肌肉纤维粘连的情况。与他相反是麦特凯，尽管刚刚11岁，训练强度已经和父亲保持一致，而身体中竟然没有丝毫的暗伤。宇智波优大为惊讶，最后只能感慨，麦特戴是个了不起的体术专家，更是一个伟大的父亲。麦特家族的锻炼强度不可能不产生暗伤，麦特凯完全没有暗伤，自然是来自麦特戴的精心护理以及足够的药剂。以戴这个万年下忍的收入情况看，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儿子身上，而自己就是咬牙硬挺，甚至没钱买止疼药。如果不是踏上了修仙之路，并且筑基有成，宇智波优说不定会下定决心花大价钱聘请麦特戴，他一定能帮自己设计出最强的体术锻炼计划，而且聘请麦特戴监督自己执行锻炼计划，也能最大程度消灭自己的懒惰因子。但现在是不行了，宇智波优的身体发生了重大改变，筑基带来的变化非常夸张，都不需要麦特戴亲自检查，只要向这位体术专家略微描述，宇智波优就会暴露自己的秘密。宇智波不应该有超过千手的自愈能力，更不该有超过漩涡一族的查克拉量，这都是会要命的秘密。所以还是等到完成筑基阶段再自己摸索尝试吧。宇智波优撑着10倍体重的负重，一步一步地走完了自己的路，绕行木叶村一圈后，还一步一步地走回了自己的家。推开院门，颤抖着走完最后几步，来到房门前，他看了一眼客厅里的时钟，心头顿时一喜。7点49分，比昨天提前了足足5分钟，不但进步了，而且进步的速度变快了。真是想不到喵，这么蠢的锻炼方法竟然有这么大的效果。三轮雅士走着猫步，环绕着宇智波优转了一圈，仔细地观察他脱下衣物的上半身，发出了自己的惊叹。因此高强度的锻炼，肌肉充血而高高隆起，宇智波优显得格外强壮，完全没有第一天的惨样。虽然宇智波优的大脑觉得很爽，但身体却做出了肌肉痉挛和口吐白沫的表象，吓得三轮雅士不知所措，也不像昨天那样瘫倒在大厅中，灵魂幸福的升天。今天宇智波优有着更加强烈的爽感，却能清醒地脱下负重和马甲，站立着享受自然能量对全身的修复。才第3天就能站着结束负重训练，进步的速度让他决定尝试一下站桩，试试进攻会有什么效果。简单的冲洗过后，宇智波优换上一身宽松的训练服，在三轮雅士不明所以的目光中，宇智波优尝试扎马步。他双脚分开与肩宽相同，然后缓缓地蹲下，重心下移，逐渐蹲身，然后按照短视频中看到的样子，双脚继续分开，然后举起双手与肩膀齐平。仅仅3分钟，宇智波优的眉头紧皱，他像上辈子一样感到大腿肌肉的酸痛，甚至出现了明显的抖动。不对，这是有问题了。他见过会扎马步的人，那些人绝对没有现在的自己强壮，但他们能够一扎半个小时，身体绝对不会出现任何抖动。对了，他们都说过扎马步的要领是放松，松开筋骨。我这大腿紧的就像铁柱一样，完全没有放松的可能，有哪里不对呢？让我想想。对了，扎马步不是站桩第一步，第一步是叫什么混元桩，我记得是种非常放松的姿势，试一试。混元桩真的很简单。宇智波优按照记忆中的印象，两脚微分与肩同宽，调整呼吸，放松身体。随着平稳呼吸，心态平和，他开始稍微屈膝，做出半蹲半坐的样子，同时双手上抬与肩同宽，五指撑开，手心向内，放松，放松。渐渐的，宇智波优找到了点感觉，他的姿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双手向内旋腕，做出了内抱外撑的姿态，而肩膀越来越放松，却没有任何耸下去的感觉。宇智波优感觉到意思了，脚上真的有了扎根大地的味道。慢慢的，他做出了沉肩坠肘、含胸拔背的动作，整个人就像在怀抱着一口大钟，明明是向后的坐姿，却稳稳地站在那里。三轮雅士看得莫名其妙，又觉得十分有趣，好奇地在宇智波优的身上窜来蹦去，却没有惊醒不知不觉入境的铲屎官。自然入境可不是睡觉，人的灵警醒着呢。如果是遇到危险，入境者能够立刻做出反应，却不会因为熟悉且放心的生灵触碰就惊醒。自然入境后，宇智波优的身体便随着放松下来，身体的姿势也随着放松不断地发生微调。专攻不求低，而是专注培养气血，气血充盈而自发流转，最终自然过渡到身筋拔骨的阶段，也就是自然而然地变成低桩。按说这是一个基础功夫，正常来说需要2-3年的时间，身体素质才能满足需要。
但宇智波鼬的身体素质非常强大，和普通人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物种，他的站桩进度自然不能按照常理考量。不知不觉间，宇智波鼬的姿势就切换到了马步桩，而且双膝垂挂，自然摆出了低架构的马步桩。2个小时后，他感受到了筋骨的存在，并让筋骨跳动起来，身体随着筋骨跳动而上下抖动，大腿肌肉真的处于了放松的状态，类似军姿中的少息姿势。筋骨跳动约1刻钟后，宇智波鼬感受到了气血，那不是真实存在的气和血，而是一种难以描述的精神状态，但感觉上又好像真的有股气在身体中充盈着。他甚至有种上吊百会，下坠会阴的感觉，非常奇妙。宇智波鼬的站桩从早上8点开始，到了中午11点半自然结束。经过站桩后，他感觉自己身体的疲惫感已经彻底消失，同时精神也变得异常旺盛，精力饱满的充盈感非常舒服。总的来说，就像是美美的睡了一觉。稍微检查一下，就发现修复暗伤所消耗的自然能量竟然完全恢复了，并且有明显增加。自然能量的变化不只是量上的，火属性自然能量驯服了很多，对身体的灼烧感明显变小，操纵时候的可控性大大增加。土属性自然能量不再死气沉沉，多了一些灵性的感觉，操纵起来的流畅感大大增加。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非常好。结束了喵。结束了，我饿了喵。好，我来做饭，快点喵。除了错过早餐这件事，一切都很好。略过早饭的话，午饭就要准备的多一些才行。宇智波鼬照例是先做米饭，等到盖上锅盖小火焖煮后，他将准备好虾仁和切好的鸡胸肉拿出来。这2种嫩肉需要在水中烫熟，用快速焯水的方式保持肉质的 Q 弹口感。然后将牛肉切成肉丁，这种粗纤维的肉需要上蒸锅，大火15分钟蒸熟，保证牛肉纤维酥烂。将蒸熟的米饭装碗，淋上少许酱油，将3种肉放入，再加1颗生鸡蛋，用筷子一起拌匀。大力搅拌的过程中，搅散的鸡蛋被米饭的热量温熟，以鸡蛋为介质，将米饭、虾仁、鸡肉丁和牛肉丁的味道融合到一起，保持大力的搅拌。当特殊的鲜甜滋味出现后，3鲜肉蛋饭就做好了。三轮雅士吃下第1口就被甜口的鲜味征服，他闭着眼睛吞下之后，仔细的回味了很久，这才忍不住说道：“再加点糖吧，可能会更好吃。”宇智波鼬举起大拇指，将早已准备好的糖霜小心翼翼地撒了进去，这下子就彻底完美了。三轮雅士大口大口的狼吞虎咽，再也说不出话来。其实还是差了一点甜度，但梨花猫没有说，宇智波鼬也没有加量。糖实在是太贵了，这个忍界的有女家族没有出现制糖工艺变革，糖霜只能从蜂蜜中制取，价格自然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刚才撒进去的一点点糖霜，就比得上整餐饭的1半价钱。而且现在已经是战争期间，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购买糖是严格限量的。就算宇智波鼬舍得花钱，他也买不到更多的糖。三轮雅士看似调皮，其实内心很是温柔，不会提出让宇智波鼬为难的要求。3鲜肉蛋饭是纯甜口的，尽管糖霜很少，但虾仁、鸡肉、鸡蛋的组合同样有独特的鲜甜口感，对于忍猫来说这是非常棒的。但人类没有猫咪那么丰富的鲜味口感，所以宇智波鼬祭出了豆腐乳，瞬间让3鲜肉蛋饭变成了人类口中的绝美拌饭。前提是能够习惯豆腐乳发酵的味道。三轮雅士非常讨厌豆腐乳，就算没有放到他的碗里，也能让他嫌弃的打了几个喷嚏。突然，梨花猫的耳朵向后一折，干饭的速度顿时变慢。宇智波鼬也同步放下了筷子，疑惑地问道：“暗部怎么会在大中午上门？没有忍鹰的鸣叫，应该不是战争的事情。哦，对了，我完成众人考验的 B 级任务也有好几天了，也是该批复下来了。”喵，3代火影的效率能有这么高？几秒钟后，没有刻意隐匿的暗部敲响窗户，通过面具变声说道：“宇智波鼬，火影大人召集，请在下午1点30分在火影办公室集合。”暗部说完就丢进来一张通行令。宇智波鼬没有去捡通行令，他首先确认暗部离开了他的家，并且进入了邻居家，然后小心地检查了这张纸，确认没有毒药、毒虫、封印术等危险，这才拿起来仔细查看。看到通行令的具体文字，他点点头说道：“果然是晋升中忍的通知。3代真是的，晋升中忍而已，还得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当面签发文件。一想到还要听他的长篇大论，我就想吐。不要这样喵，我觉得火之意志还是很有道理的。拉倒吧，我在忍者学校天天都学这个，总共才几10个字，硬是变着花样学了4年。”宇智波鼬眼神突然变得凌厉起来，他压低了嗓音说道：“最重要的是，说的人不对。如果是创建木叶村的初代说火之意志，我必须给予最大的尊重，因为他是个纯粹的人。如果是为了掩护弟子而战死的2代目说火之意志，我再不喜欢他也无话可说，因为他践行了自己的话。但3代目说火之意志，我只会觉得恶心，因为上一次忍界大战他没有去过前线，因为木叶白牙莫名自杀却没有交代，因为他把不到10岁的孩子送上战场。3代目他心里想的什么我是不知道，但他口头上说的最多的话和他做出的行动全然相悖，所以我讨厌他。我明白你为什么会觉得烦了，以前都没有听你说过这些喵。我毕业后已经6年没有见过3代目了，怎么会想起说他呢？明明不想见3代火影，为了生活还是得去，不自由啊。”宇智波鼬唉声叹气的3口2口吃完自己的午饭，将碗碟放入厨房的水池，然后换了一身干净没有厨房油烟味的衣服，开门走了出去。三轮雅士对铲屎官的不情愿感同身受，吃饭的速度都变慢了。等到宇智波鼬推门出去，他才突然反应过来，等等喵，刷锅洗碗的工作交给你了，梨花酱。声音迅速远去，我不叫梨花酱。不对喵，我没有手。还不对，
洗碗是你的工作呀！混蛋喵！没能叫回铲屎官，三轮雅士看了看自己的饭碗，又看看堆满了池子的锅碗瓢盆，最后看看摊开自己的梅花爪子。突然，狸花猫阴恻恻地笑了起来，然后非常开心地继续享受美食。不就是刷锅洗碗吗？我猫城堡的三轮雅士干了。但是是你让我干的，怪不得我喵。让宇智波优惊讶的是，这次晋升中忍的年轻忍者居然有63个之多，最小的才13岁。顺便说一下，年龄最大的已经是18岁高龄。对，就是他宇智波优。尤其是被一帮小萝卜头围观，每个人眼里都是这家伙怎么混到我们的天才队伍里了，正常人难免会觉得尴尬。但宇智波优不会，论脸皮厚度，难道还有比片锦20年磨练更厚的？再说了，3年前的某个9岁白毛小萝卜头，堂而皇之的成为了中忍，亮瞎了不知道多少人的眼睛。为了这件事，宇智波优没少被族长和长老叫过去谈心，有训斥的，有鼓励的，总之就是要求他不能给宇智波家族丢脸。他不照样该吃吃该喝喝，该上班就巡逻晋升中忍什么的，才不要呢。族长也不想想，不到战争时期晋升中忍有多危险，要么向火影申请特殊考核，和一位中忍甚至上忍对战，打赢了或者综合表现得到火影的认可就能晋升。这种考核可以说是公开公正，宇智波家族的下人只要开眼，还是很有把握通过的，就算是考试不通过也不会被打死，安全性很有保证。可惜3代火影从未接受过宇智波家族的申请，此路不通。最后一条路就是参加每年1次的中忍考核，这里面的猫腻可就太多了，能做手脚的地方数不胜数。宇智波兰、宇智波广照、宇智波直人，这是宇智波优熟悉的同龄兄弟，个个都有远超普通中忍的实力，尤其是直人比他更早觉醒双钩玉血轮眼，个人实力简直是中忍的天花板。但一场考核下来，3个堂兄弟全都没了。你要说没有人在坑宇智波，那真是狗都不信。可是族长和长老们就像瞎了一样，完全不当回事，还是催促家族内的年轻忍者去参加考试，简直不知所谓。不管族长怎么鼓励，也不管长老怎么威胁，宇智波优就是硬挺着，坚决不参加中忍考试。说不定啊，宇智波优被警备部队开除，这才是根本原因。宇智波刹那只是替其他人出头而已。你看，现在战争开始，宇智波优不就顺顺当当的领取了任务，顺顺利利的完成任务，然后理所当然的晋升。他也知道，晋升的中忍不只是眼前的63人，另外还有更多的中忍同时晋升，但这一批都是18岁以下的，甚至有不少孩子是在当前并不激烈的战争中完成的功勋积累，可以说个个都是天才。天才的待遇是不同凡人的，元飞日斩自然要优先接见他们，并且长篇大论的再讲一次火之意志。谁也不知道战争全面爆发是什么时候，下次再把这些天才聚集起来，巩固火之意志的宣传就很难了。宇智波优能够活到今天，自然是有他的本事，其中最大的本事就是狗。能混在60多个小萝卜头中，到现在都没有被3代火影注意到他的存在，那是因为他见势不对，立刻退到人群中，然后膝盖弯曲下马步桩，将自己183厘米的身高硬生生伪装成145厘米。3代火影眼神再好，也不是日向家的白眼，当然看不到人群后半段的宇智波优。元飞日斩日理万机，还得和各色人等勾心斗角，满脑子想的事情不要太多。只要看不到，火影就想不起来宇智波优这号透明人，自然不会主动制造麻烦。可惜这个场合不适合溜走，而且四面八方都有监视的暗部忍者，宇智波优也不敢站在最后，只能缩到人群之中。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3代火影的长篇大论，他的声音洪亮，将陈词滥调翻来覆去的说，对于忍界的忍者来说非常洗脑，但对宇智波优来说是要命，困得要命，不能睡着，万一打呼就完蛋了。也不能入镜，我现在控制不了时间，3代虽然更能白扯，但他没有时间在这说上2个小时，这样不行，那也不行，烦死了。猴头摆手，不对，我的心源又壮大了，是3代扯淡的火之意志。对，就是他说的，我心火旺盛，心火通天，心源就敢反天，还真不愧是破后啊，天性就要倒反天罡，稍有一点能量就要乱我灵台，要小心。宇智波优操纵自然能量流转，随着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律动的变更速度，震荡全身经脉，引起丹田回响。丹田之中红色的水洼变大了许多，差不多达到了广而浅的电的程度，其中又有黄色泥浆一样的土属性聚集，散落在水面上，如同一个个泥滩。来自经脉的震荡在丹田中不断回响激荡，震荡经过泥滩的时候，频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带上了厚重的回声。渐渐的，丹田的震荡与经脉发生了主次逆转，宛如洪中大吕的音波，横扫过宇智波优的全身，影响着心脏的跳动，涤荡其中孕育的狂躁暴动之意。在宇智波优的心灵幻境中，他仿佛看到了一只全身毛发赤红的巨猿，正在被天地的震荡反复捶打。巨猿被打得全身金光飞散，点点杂质化作火花散落，身躯一分一分的缩小。火红色的巨猿越发愤怒，疯狂地挥舞双拳，捶打自己的胸口，发出咚咚的战鼓之声，与来自天地的捶打抗衡。火红色巨猿的反抗无比疯狂，竟然让天地震荡都为之紊乱，映射到心灵之外，导致宇智波优经脉运转发生变化，或迟滞或暴躁。经脉的变化让宇智波优的心中躁意大盛，满心都是站起来狂呼乱吼的冲动。好在他不是真正的18岁，深知自己万一控制不住站起来，绝对会大祸临头。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场合不对，突然间的疯狂失利会让所有人注意自己，绝对会成为全村的显眼包。不管宇智波家族会怎么处置，3代火影以及志村团藏必然会意识到，他们在之前竟然忽视了一个宇智波，这问题就大了。之后的重点监视、试探，甚至暗杀、绑架、囚禁之类的都少不了，宇智波优再也没有清静日子了。
但最可怕的危险并不是这些外因，降服星元的过程中被星元打崩了心态，让死猴子成功反到天罡，宇智波鼬就大势已去。星元及心魔惨遭大闹天宫的宇智波鼬，就像被踹翻在地却没有如来佛祖可以求救的玉皇大帝，他必然痛失无上的地位。也就是说，狂喜乱舞之后的宇智波鼬大概率就不是穿越18年的修仙者了，星元将会取而代之。意识到危险的宇智波鼬没有慌张，他调整呼吸节奏，全力掌控自然能量配合运转，保持丹田震波节奏稳定的同时更加浑厚有力。心灵中的巨猿似乎感应到末日将近，爆发出了最后的疯狂，以至于宇智波鼬的心脏咚咚狂跳，简直是心脏骤停的前兆一般。如果是普通人，在这个时候轻则觉得胸闷气短，重则心窝中钻心的疼痛，甚至能直接感受到生死间的大恐怖。宇智波鼬却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他倒是感受到了身躯不存在的膨胀错觉，直觉告诉他这不是问题，只要能够打死那只该死的猴子，一切都不是问题。他是顺着爽感修仙的怪人，对自己的直觉有着充分的信任，便鼓起全部的精神，全力保持心态镇定和身体稳定。至于心灵中的那只臭猴子，就不需要再做更多的动作，静待心灵天地自行运转，缓缓灭杀星元。此时宇智波鼬没有入境，却胜似入境，他的心中有万丈波涛，却又能如镜面一样感应万物。在他的体内，心脏每一次跳动，血管中血液的涌动，虚幻似真的丹田震荡，心灵中星元的最后挣扎，都纤毫不差地映射在心对内，仿佛掌握了全知的伟力。心念转动，他就发现不仅仅是对内全知，对外的感知也空前强大。三代火影激情澎湃的演讲，62名心境中忍的呼吸和动作，6名暗部忍者若有似无的呼吸，空气中飘荡的灰尘，甚至暗部忍者及锐利如刀的目光都被宇智波鼬收纳入心。宇智波鼬无惊无喜，却又明悟自己掌握了一种神通——全知心念。可惜他第一个神通很是稚嫩，能够触及的范围仅仅只有9米的距离，超过这个范围能够感知到的信息陡然衰减，完全是些无意义的混沌。随着星元发出最为猛烈的嘶吼，他的身体突然爆炸，变成布满心灵空间的残肢碎片，继而在丹田震荡中化作血红色的粉尘。但星元没有彻底消失，他凄厉的嘶吼很快化作了嘤嘤嘤的悲鸣，宇智波鼬甚至能够听出祈求饶恕的意思。真有趣，让我看看星元现在变成神妖样了。心灵空间随着他的心意变化，红色粉尘迅速沉降到地面，铺成了无比平坦的红色大地。大地上一只瑟瑟发抖的金丝猴就显露了出来。不得不说，这猴子现在的样子着实可爱，乌灵的大眼，蓝色的脸皮，金色的毛发，瑟缩成一团的可怜样子，怎么看怎么老实无害，和刚才那只捶胸顿足倒反天罡的大猩猩根本就是2个物种。但宇智波鼬可不会忘记，这猴子只是暂时被打服，在以后漫长的修炼道途上，他将和自己永远无法分离，永远都会尝试拨动自己的心绪，无时无刻不想将自己打入尘埃，自己上位。星元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击败他，直到最后彻底驯服。彻底驯服星元啊，只能是最后成仙的时候才有这个可能吧。也对，星元怎么能被消灭呢？他可是欲望的综合演化，没有星元就只能是没欲望，且完全没有任何冲动和心情波动。没有欲望和冲动的绝对不是人，毕竟连植物都是有欲望和情绪的，他们会在欲望的指引下争夺阳光、水和肥，甚至开发出绞杀、尖刺、毒素等等武器。或许完全没有欲望和情绪的，只有无机物的石头，纯粹数字的电脑程序。我是人，仙人也是人，星元与人同修。宇智波鼬突然发现，心灵世界中重色的大地正在变薄，就像覆盖大地的雪花融化一样，星元巨猿躯体的血肉粉尘正在消失。与此同时，他也察觉到自己的心田中降下了大雨，那雨是红色的。降服星元最直接好处显现了出来，狂霸的情绪化作心灵的暴雨，滋润着宇智波鼬的心与灵。太爽了！此时此刻，宇智波鼬感受到了无比通畅的爽快，他的心灵格外充实，精神清爽快活，身体也彻底放松下来，微不可察的在下马步桩上抖动，激发出直观可感的气血升腾，就像憋了3天的大号终于解决。这比喻有点烟渣，但意外的贴切呢。随着心源平静，心灵世界在宇智波鼬的心眼中渐渐模糊，最终彻底看不见。好在对外的和对体内的感知依然清晰，新得的神通没有丢失，这让宇智波鼬深感满意。这可是自己的第一个神通，丢了不得气死。世界上没有比刚到手就丢掉更残酷的事情。好巧不巧，随着星源暂时降服，3代火影的火之意志也终于说完了。希望大家能够坚持火之意志，为木叶村的繁荣安定努力奋战。哗哗哗！激动的孩子们拼命的鼓掌，有些狂热的孩子甚至泪流满面，激动的不能自控。猿飞日展满意的看着自己演说的成果，他相信这些新进的中忍都会成为自己的拥趸，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发挥出巨大的价值。果然，我才是正确的。时代已经不同了，忍者不像战国时代那样将自己视为纯粹的工具，成为贵人手中的刀。猿飞日展看了看隐藏着的根部忍者，眉头微微一皱。这样的忍者还是有的，但人数已经不是主流，永远都掀不起大浪了。3代火影满意的离开了，晋升令他昨天就签署好，发放这种小事就不需要亲自动手了，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接下来他还要出席成年下忍的晋升仪式。虽然3代火影知道这些忍者没有成为上忍的潜力，但他们拥有丰富的任务经验，是已经合格的中忍队长。在战争初期，这些中忍才是村子的主力，绝对不能像团藏那样忽视。很快，行政忍者就将晋升令发到宇智波鼬手中。不等他看清楚，另一个拿着卷轴和毛笔的行政忍者走到面前，开口问道：“中忍可以组建自己的任务小队，你有没有预定的人选？如果有，就报上名字和忍者编号，火影大人会酌情协调人员。
如果没有目标，那就只能等待村子里的随机分配了。任务小队，宇智波优笑了笑，干脆地回答道：“我不打算组织任务小队，所以不用登记了。”宇智波优现在怎么可能和人组队？他的秘密是能让人知道的。再说了，组织小队就得操心，就得花时间，还得分摊任务奖金，哪有自己一个人过得舒服？宇智波优的特立独行让行政忍者略微吃惊，但也只是如此。木叶村的忍者中，独行派并不罕见，尤其是在上忍之中，单独执行任务的忍者极多。忍术出现已经上千年，经过历代杰出忍者的开发，形成了繁荣的忍术文明。尤其是经过2次忍界大战，超过10万忍者用生命进行了大规模验证，中低阶忍术得到了完善的总结，形成了成熟的忍术体系。下忍和大部分中忍实力有限，无法单独掌握完整的作战体系，于是根据忍术体系形成的小队逐渐盛行起来。中低级忍者组成小队，不但能够弥补各自的弱点，还能有利于发挥各自的长处。优秀的忍者小队不但能够碾压同级忍者，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更高级的忍者。大规模忍村就此形成了不可动摇的优势，彻底压倒忍者家族的组织形式。但忍者成长到了上忍阶段，一切就又不同了。B 级和 A 级忍术的发展方兴未艾，每年都有许多新的忍术被开发出来，每隔几年就会有传奇忍者带火几种忍术。其中木叶村逝去的2代火影就是开发高级忍术乃至禁术的杰出代表。木叶村的封印之书中记录的禁术，据说绝大部分都是他开发的，剩下的少数才是千手家族的传统忍术和漩涡家族的封印术。而且2代火影千手飞剑死后，忍界还没有出现能够总结高级忍术的大师，高级忍术无法形成统一的规范。高级忍术不规范，高级忍者的发展就会千奇百怪，相互配的难度极高。对于强大的忍者来说，单独执行任务比组队更方便。几年后，3代木卫波峰水门造势，安排上人给他打下手时，就出现了十分尴尬的局面，没有人能够跟上水门的速度。到最后，他只能单独面对敌人。虽然瞬杀50名炎银忍者是个奇迹，但他也失去了和部下分享功勋的机会。4代火影只有一个亲信，轻易被木叶 F4 架空，和战场上他被迫吃毒食的情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人喜欢不能带来利益的领导。总之，行政忍者没有觉得宇智波优单独活动奇怪，他简单的记录下没有小队的信息，接着就去询问下一个中忍。很快一切手续都完成，心境中忍便一哄而散。宇智波优毫无痕迹的离开，却没有着急回家，而是沿着街道慢慢行走，一边测试全知心眼的能力，一边感受初步驯服心猿带来的好处。心猿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心灵层面的灵性，但它却能够真实的影响到宇智波优的身体，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于是把巨猿锤成金丝猴后，巨猿身体的消化也带来了巨大的好处，那就是心脉的壮大。宇智波优知道，在生物学上，骨髓是血液的制造工厂，但在华夏传承的人体大系统中，心脉才是气血本源。心脉壮大则气血充盈，气血充盈则百脉俱通，百脉通则百病不生。现在宇智波优的体验告诉他，心脉的壮大不只是百病不生那么简单，骨骼、肌肉、查克拉活跃度都在可以察觉的提升。最重要的是，他的眼睛有了肿胀和清凉并存的感觉，就像筑基成功那天下午，血轮眼从2勾玉进化为3勾玉的感觉。那时候没有这么强烈，是因为他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全身都有类似但更加强烈的感觉，整个人都有一种生命层次跃升的爽感，眼睛的感受被他忽略了。但筑基也让他的记忆力变强，现在回想起来，几天前的感觉全都历历在目，所以他才能确定离开火影大楼后出现的眼睛症状是好事。宇智波家族的血祭献界闻名忍界，开启血轮眼的宇智波号称无解，只能2人夹击才能取胜。宇智波优忍不住幻想，难道在筑基期就能觉醒万花筒？18岁的万花筒爷那可就真的掉了。但转念间，宇智波优就否定了这个想法。首先，他眼睛清凉和鼓胀的感觉并不强烈，强化和增长的力度远不如筑基的那一天，而且2勾玉到3勾玉的提升可比觉醒万花筒差太多了。这次不可能是觉醒万花筒，最多是因为心脉增强直接强化精神，从而间接的提升了瞳力。其次，万花筒血轮眼虽然是好东西，但好东西也得是自己能够承受的时候才能算是好东西。前世的和平时代，法治社会不断完善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小目标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东西，更何况这种超凡力量的血祭献界，这可是能够直接威胁生命的。奇木卡卡西9岁成为中忍，13岁登顶成为上忍，这是何等逆天的天赋！在植入一颗血轮眼后，就变得平平无奇，甚至饱受查克拉不足的困扰，以至于人过中年都没能进入影级的行列。宇智波一族也好的有限，宇智波带土和宇智波鼬都是13、14岁觉醒万花筒的天才，但是觉醒万花筒后同样都陷入了困境。带土只能靠白绝半生维持生命，30多岁彻底适应白绝后，实力才重新出现增长的趋势。宇智波鼬则落得满身伤病，万花筒血轮眼明明用得很谨慎，却还是沦落到近乎全瞎。刚刚成年，他就因为身体崩溃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宇智波鼬自觉现在自己筑基期的身体素质还撑不起万花筒血轮眼的消耗，真的要是觉醒了，反而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影响自己筑基的进度。他才是中忍，对于中忍的战斗需求，3勾玉血轮眼绰绰有余，没必要去追求超出承受力的战力。宇智波鼬感受身体和眼睛的变化，同时思绪漫无边际的跳跃，难免对周围的环境有所忽略。当然，这样的走神不是什么大问题，木叶村的总体环境很安全，根部也没有针对他的监视和暗杀计划，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大街上的普通人也没有问题，就算是注意力完全防废，以他身体的本能反应，也能自动避开奔跑的人。但全速奔跑的忍者是个例外，
就在他穿过热闹的集市，进入宇智波家族族地范围的时候，一个忍者狠狠地撞进了他的怀里。宇智波优只觉得小腹巨震，一口气差点岔开，放飞的思绪迅速回归，双手直接摸出来了千本和苦无，做出了防御的姿态。看清楚撞击他被反弹出去的人，宇智波优就收回了武器，同时一巴掌狠狠地呼在了他的脑袋上。哎，这手怎么自己动了？连同是遮阳护目镜、深蓝色的运动服，除了标准的忍具包，还额外背负着背包。撞了宇智波优的是他的同族，未来宇智波家族最可怕的敌人，因为脑子不好使，导致平时制造各种麻烦，战时能够坑死所有队友，黑化后却能够祸乱人界。宇智波带土，宇智波优心中需要优先干掉的敌人，所以自己的手自动殴打他这件事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宇智波优18年来日思夜想的2个敌人之一，偏偏现在还这么孱弱，真的是好想杀掉他。但是不行啊，宇智波优刚刚动了杀心，心中的气血就毫无征兆地翻涌起来，强行打断了自己的思绪。自从筑基成功的那天晚上，宇智波优第2次出现心血来潮，因为已经有了1次经验，他才没有因为激烈了10倍的气血翻涌而出现表情上的变化。宇智波优终于能够确定自己曾经的猜测是对的，宇智波带土的确早就被宇智波斑关注，也许在附近的某个角落就有1只或者几只白绝，用他们毫无人性的眼神盯着所有人。我需要验证心血来潮的准确，尝试一下能不能找到隐蔽技能拉满的白绝。全知心眼开启。带土，你又撞到人了。一个棕色短发的少女满脸抱歉地追了上来，她首先对着带土抱怨了一句，然后转身对着宇智波优连连鞠躬，真是太抱歉了，您没有受伤吧？鞠躬的俯仰之间，宇智波优已经看着少女的样貌，尤其是脸上的面纹，可以确定这就是差点导致忍界灭亡的导火索灵。啊，灵，是我被撞到了呀，而且他还打了我的头。笨蛋，是你先撞到了人家，还不赶紧道歉？可是我撞他是不小心的，却是故意打我的。你先道歉，让我们再让别人道歉。宇智波优看了看落在后面的另一个男孩，这是一个略显阴沉、面容普通到毫无特征，他完全不认识的下人。考虑到未来1-2年，波风水门就是带着带土、灵、卡卡西3人小队，这个男孩大概率是在战争中阵亡，宇智波优就不再关注他了。宇智波带土不服气的抗议，咋咋呼呼的要求自己先道歉。宇智波优心中的怒火再次腾起，他闪身到了带土的身后，狠狠的一拳闷到他的脑袋上。聒噪！现在是不能干掉带土的合适时机，但打他一顿绝对没有问题。虽然镇压了心源，但我本身也变得更加活泼了，情绪波动有点大呢。算了，不是坏事。挨了沉重的一拳，带土2眼向上一翻，一声不吭的躺倒在地。林和另一个下人都被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到，林惊呼一声扑上去查看带土的状态，而男孩却后退一步，拔出了背后的短刀戒备。宇智波优看了他一眼，心想这个世道真是不公平，这个忍者素质明显更高的下人无声无息的死掉了，反倒是2个根本不合格的忍者却活着成为了4代火影的弟子。他不想过多的解释，于是将背在身后的中忍马甲穿上，顺便亮出了外套下的护额。男孩立刻放弃了戒备姿态，并且恭敬的行礼。宇智波优按照规则还礼，还没有抬起头来，带土就被灵救醒，他立刻咋呼起来：混蛋，你是谁啊？怎么又打我？我都说了是不小心的，你怎么能打我2次？宇智波，带土！宇智波优面无表情的大声说道：不要再给宇智波家族丢脸了。3人小队全都懵了，这位中忍也是宇智波家族的，他的身上怎么没有宇智波的徽章呢？带土更是一脸懵逼，你是谁啊？哐！啊！这个拳头，你是宇智波优，混蛋！我早就想打你了，你还敢！哐！你又打我！哐！还打！哐！啊！哐！别打了！连带第1下的巴掌，连续7下重击，将中带土终于被打服，小声的求饶。宇智波优知道这货只是暂时屈服，大概一转脸就能忘记疼痛，但他也没有继续打下去的意思。今天的发泄已经足够了，他现在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心态，不论什么事都不能做得太多太过，以免给心源充能，给自己找麻烦。宇智波带土不敢吭声，没有他的捣乱，了解情况就变得很容易。原来他们接了个找猫的任务，本来已经抓到了目标猫咪，正在返回火影大楼交任务，偏偏带土手欠对着猫咪反复调戏，又不小心拉开了捆绑猫咪的绷带，就被猫挠了一爪子跑掉了。自知犯下大错的带土不顾一切的追猫，在村子里的大道上狂奔，撞到了心不在焉的宇智波优。木叶忍者行为准则第6条，禁止忍者在村子的主干道全速奔跑。你是一点都不知道，忍者应该以任务为重，再说了这种莫名其妙的限制，谁会遵守？蠢货，除了你没有人敢不遵守。忍者行为准则的每一条都是用前辈的鲜血写成的。我已经是下人了，才不会犯错呢。宇智波优不管带土的强行辩解，自顾自地说道：只能不愧是贤二，蠢得让人发狂，运气却还不错。幸亏是撞到我了，再往前追就是热闹的商业街，以你刚才的速度撞到普通村民，那可是要闹出人命的。到那时你还想做忍者？老老实实去蹲监狱吧。带土被说得哑口无言，林只好站出来辩解道：我们是为了完成任务。宇智波优对少女缓和了口气问道：猫是一种爆发力强、耐力差的动物，它逃跑时会借助地形上墙上树，你们为什么不在墙头上追，却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追？3个下人都低下了头。你们在墙上追不上。林讷讷地说道：是的。怎么可能？难道你们没有训练过踩水和爬树？带土又一次跳了出来：别小看人啊，爬树谁不会？
普通的男孩却听出来优说的是某种训练方式，于是将带土到身后，对优说道：“中忍大人，我们没有练过。”这下子宇智波优真的是惊了，这可是下忍的基本训练，你们队长是怎么回事？林回答道：“岩见队长带了我们几天就调走了，后来我们就一直没有队长。”啊！宇智波优万万没有想到，带土和林在的小队竟然是被遗忘的小队。所谓被遗忘小队，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队长，因为没有了向上沟通的渠道，结果被行政部门遗忘在简牍中。他们完全依靠接任务养活自己，但却完全没有名声，以至于掌握权力的人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小队。相比之下，麦特戴这个万年下人都比被遗忘小队过得好，至少还有人知道麦特戴想要让他退役呢。这样的一个小队，完全不知道下人的基本锻炼方式，倒也不出奇，个鬼啊！宇智波优看向带土，难以置信地问道：“带土，就算是你们没有队长，你呢？你怎么就不知道踩水和爬树的修炼方法？家族里可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啊，有这种事？看到发呆的宇智波带土，宇智波优彻底失去了继续谈话的兴趣。他忽地伸手一捞，一只纯白色的猫咪就出现在他的手中。3个下人一起惊呼：“啊，是我们要找的白猫！这也是忍术训练能够做到的，太神奇了吧！”他轻轻抚摸，安抚慌张的白猫，等到白猫情绪稳定下来，就交给了旁边的林。不要再让带土持有任务目标了，记得让他回宇智波家族学习，不然你们都要被耽误了。谢谢。林抱着白猫，深深的鞠躬行礼，非常感谢您，您真是好人。宇智波优，我怎么就这么不爱这个词呢？他没有再说什么，略微点头示意后，便自顾自地离开了。看到宇智波优走远了，黏黏的带土精神立刻好转，不服气地哼声道：“这家伙每次见到我都要打我，一点都不友好。”林不满地说道：“带土，人家可是帮着我们抓了猫的，你这样说太不合适了。”带土哼哼唧唧的小声反驳：“哼，就是抓一只猫而已，本大爷自己本来就能捉到的，才不用他帮忙。他阻止你冲入商业街，不然你就要闯大祸了。”才不会呢，我可是宇智波，那位中忍也是宇智波吧？是吧？哼，总之先去把任务交了。好的。没有名字的普通下人，少男少女又开了旁若无人的吵闹，某个下人只能尽量远离他们。没有人注意到宇智波优是闭着眼睛离开的。哈，果然找到了，白绝。喂，这个宇智波优也是班大人的目标吧？怎么现在就不管了呢？笨蛋，班大人要我们找的是善良的宇智波，这个只是懒，战斗和巡逻的时候哪里有半点善良的感觉？也是哦，这家伙嘴上说着好听话，下手的时候又黑又狠，坏得很。快走，不能让带土离开我们的视线，不然班大人一定会干掉我们，以后就没有可能获得感受到拉屎的感觉了。对，班大人要是生气了，我们就完了。白绝之间的对话，宇智波优当然没有听到，他只是在全能心眼的感知下，看到了一闪而过的白绝痕迹。全知心眼的范围太小了，这样是没有办法反制白绝的监控的，但以后至少能够保证家里的安全了。如此，在家里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不用再像以前那样缩手缩脚。吸收心元后，心血来潮和全知心眼都明显有所增强，这就有希望了。总有一天我能把白绝赶走，以后还可以尝试将白绝弄到手。但是眼下，还是集中精神锻炼身体吧。只有强壮的身体，才能承受不断壮大的心灵，也能更快觉醒万花筒。宇智波优睁开眼睛，黑色的眼睛中流露出一丝丝急躁的情绪。第3次忍界战争已经开启，但各个忍村之间还没有正式宣战，5大忍村谁也没有下场。他们通过派遣少量忍者、伪装流浪忍者，或者动员掌握的代理人，在彼此之间的缓冲国进行较量，相互试探对方的底细。连续2次忍界大战，忍村战争的规模以及死亡率太过恐怖，所有人都被吓到了，以至于谁也不敢首先开启战争，唯恐一个失误成为被围攻的目标。4大忍村并不具备同时对抗2家围攻的能力，因为木叶村和所有忍村都毗邻，而木叶村每次大战都被围攻，动辄3线或4线同时作战，属实是打怕了。毫无疑问，这种脆弱的平衡根本维持不住。宇智波优作为穿越者，知道第3代封印失踪会成为3次忍界大战全面开打的导火索，这件事大约就是在今年或明年发生。要是能够提前感知到自然能量，提前3年筑基成功就好了。抓紧时间吧。宇智波优每天早上5点出门，沿着木叶村围墙跑1圈。完成体能锻炼回到家，宇智波优就开始站桩、静桩、动桩交替进行，直到12点做午饭，和3轮雅师一起享用午饭。下午则是搏杀技巧、器械以及投掷术的训练。到了晚上，趁着视线不好，进行忍术和法术的练习。他将自己通过自然能量使用的术称之为道法，以便和所谓的仙术加以区别。宇智波优的生活十分低调，木叶村又多了一个锻炼怪人的事情，竟然只有麦特戴和麦特凯父子知道。但他在筑基期的锻炼效果绝佳，身体素质迅速增加，奔跑的速度越来越快。2周后就不得不围绕木叶村跑2圈，才能保证体能锻炼的时间不少于3小时。但这是有代价的。3轮雅师吃饱了之后，趴在桌子上欣赏宇智波优胡吃海塞的奇景，他还啧啧有声的感慨：啧，真是不得了，这么多天过去，我都没法习惯，人怎么能够吃这么多的东西呢？宇智波优吞下口中的肉，笑着说道：“锻炼的厉害，当然要吃的多一些。你这是多一些吗？你这是整整50斤肉，50斤喵！馋猫是不是觉得羡慕了？是不是觉得自己的饭量太小了？才没有喵！我才不羡慕，其实你也能做到的。喵，怎么做？跟着我一起锻炼，上强度。不要，上次才跟了一半，我就累得看见太奶了，坚决不要喵。可以去掉负重吗？不要，就是不要，没有负重也不要，
我是人猫，不是笨狗。嘿嘿，每次看着我吃这么多肉，真的不羡慕吗？哼！狸花猫眼珠一转，突然开口道：哟，肉是花钱买的吧？宇智波鼬一愣，回答道：当然是买的，在村子里又不能打猎，那你的钱还够你吃几天喵？钱的事不用你个猫咪操心。其实三轮雅士的饭量也增加了，比他掌握仙术之前至少增加了3倍。只不过宇智波鼬的饭量出现了10倍、20倍的增长，这才显得狸花猫没有那么夸张，以至于他都忽视了自己体型没有增长的奇怪现象。猫城堡和妙木山、龙地洞有少许商业往来，猫城堡会贩卖一些生活物品、调味料、建筑材料之类的东西，收购罕见的矿石和植物。彼此间交流的时间长了，人猫们虽然不能学到仙术，但慢慢的就知道了仙术修炼的表现。比如修行仙术成功，蛤蟆和蛇都会骤然增加饭量，然后体型暴涨。猫城堡那只糊里糊涂掌握了仙术的猫鼬，也是体型最大的人猫。三轮雅士修炼是仙术查克拉，但却受到了宇智波鼬的影响，更加倾向于自身生命层级跃升的方向发展，在体量增长方向变化不大。因为体型没有发生变化，三轮雅士又是个糊涂猫，忘记和猫婆婆报备，以至于猫城堡竟然没有人知道他修成了仙术。宇智波鼬对此非常满意，真要是长到豹子那么大倒不是什么问题，但这么大的体型，让人怎么期待三轮雅士的猫娘变呢？难不成未来的梨花将是金刚猫娘，胳膊比宇智波鼬腰还粗的那种？才不要呢！猫娘就是要小小只的、软软的、毛茸茸的才对味。如果不是金刚猫娘，而是魅惑版本的黑皮豹娘，霸气侧漏版本的御姐虎娘，细溜也不是不能接受啊。不过三轮雅士提出的问题还真是个问题，宇智波鼬他没钱了。B 级任务12万两的奖金本来还是很可观的，新开的手打拉面摊最昂贵的叉烧拉面不过是450两，一天3顿也能吃3个月。更何况宇智波鼬是自己开火做饭，虽然很花心思，但花费是真不高，一人一猫饱餐的成本不到150两，12万两足够大半年的花销。但现在可好，人助鸡猫练仙术，饭量暴增下来，10天就吃的宇智波鼬钱包空荡荡，连存款都快见底了。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啊！宇智波鼬看钱包的时候，不止一次想去死亡森林打猎，随便弄一只野猪就够吃2天的。可惜不能做。木叶村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所有东西都是有主的，哪怕是一棵树、一只野兔，都是归属于某个家族或者是忍村火影大人的，全都是私产。10岁以下的孩子无所顾忌，可以随便捕捉采集，因为这是初代火影和宇智波斑的约定。宇智波鼬这样的成年忍者，顶天就是捡点掉落的树枝当柴烧，捕猎那肯定是要被罚钱的，远比在市场上买肉要贵。封建制度嘛，就是这样子的。明天开始我就去任务中心看看有没有适合的任务，这就对了。但要是没有合适的任务怎么办喵？实在不行，不合适也接了，只要离开木叶村，忍者弄点肉吃还不是很轻松？对喵，那本喵和你一起去，我很期待。虽然木叶村外火之国的每一寸山林河谷沼泽也是有主的，但那都是大大小小的贵族的，他们可没有本事发现忍者在自家土地上做了什么。就算是看到忍者在野外烤肉，贵族也不敢说什么，除非他想死。忍者就是这么矛盾，在忍村、在人前或者有任务约束的时候，他们遵守规则；但是在野外没有第三人且没任务约束的时候，那就真的是百无禁忌。不清楚这一点的贵族活不长。第二天，宇智波鼬跑了2圈半回家，却发现自家门前有封信，信封上的落款竟然是族长宇智波富岳，以为是家族有任务交给自己。宇智波鼬赶紧拆开观看，啊，宇智波鼬已经出生了，后天是他满月的日子。我怎么把这事给忘记了？宇智波鼬顿时觉得十分后悔，要是之前多注意一些，是不是就能动动手脚让这货流产呢？说真的，要是没有宇智波鼬这个缺心眼的变态，不管是志村团藏还是3代火影想要宇智波灭门，他们都缺少一把合适的刀，更是缺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替罪羊。他们绝对会因此犹豫踌躇不决。隐藏在暗中的宇智波带土再强，也无法木叶村中独立遂行灭族计划。宇智波家族就可能熬到3代目众叛亲离，5代目强势上位的那一天，灭族危机就会消弭于无形。要是再找机会弄死带土，这就更保险了。宇智波鼬突然觉得自己错过了1个亿，悠闲惬意的美好生活啊，居然就这么活生生从指缝里漏掉了，心痛。不对，我的情绪不对。宇智波鼬突然警觉起来，他顾不得汗透衣服的不适感，立刻站桩入镜，感受心源的状态。在心灵世界中的那只猴子，哪里还有金丝猴的丝毫痕迹？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毛发雪白、双臂垂地的长臂猿。宇智波鼬看到长臂猿的同时，也就被心源看到，他知道自己死期已到，毫不犹豫就开始垂死挣扎。原来为钱着急上火也会成为心源的养料。不过这白色的长臂猿和之前红色银背大猩猩有什么区别呢？我之前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火养出了那个疯狂嚣张的孙猴子呢？宇智波鼬能够胡思乱想，是因为白毛长臂猿反抗的力量不足，加上为了筑基磨练体能，也让他的意志更加强大，丹田的震荡之力更加强横。白长臂猿的殊死反抗竟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没有几下就吱的一声惨叫，化作漫天白毛，最终还是只留下一只金丝猴，看似一模一样，但宇智波鼬觉得这猴子的眼神越发的灵动，好像变得更加聪明了，看起来以后会越来越狡猾呀，有意思，真有意思。当康当康，满地的白毛中突然发出了奇怪的叫声，虚幻的白毛随着声音被高高吹起，惊得宇智波鼬毛骨悚然。这是怎么回事？在心灵世界中，除了心猿意马，还能有其他的动物异象？随着白毛被消化，一只团团的小猪仔显出了身形，明明身体只有拳头的小，
嘴巴里却长着一对比身体还长的白色獠牙，瑞兽当康，这是土属脾脏的心灵意象。丰壤之争，很好很好。信其实是一封邀请函，族长请所有上任、中忍赴宴，宇智波鼬的定名宴。忍界也有满月的说法，但教法则是定名，意思是这孩子熬过来了，立住了，可以起名了。要是在出生1个月内死了，那就只能算是流产，不配有名字。虽然6岁之前死掉还是夭折，但总算是可以算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可以留下一点点的痕迹，就是死也能有个墓碑。像10几年后漩涡鸣人出生就得到了姓名，那是不得已的特例。宇智波鼬平复心情，开开心心的带着三轮雅士去赴宴，奉上礼金，吃吃喝喝都是平时买不起的上好食材，营养价值很高很高的。哟，东西都是好东西，怎么觉得没有你做的好吃呢？三轮雅士吃撑了，翻着肚皮躺在宇智波鼬的大腿上，让铲屎官给自己揉肚子。宇智波鼬笑着说道：“因为我做菜的理念和其他人不同嘛，我喜欢用香料调味提鲜，除了肝脏为了保持营养让你生食，所有的肉都会做熟，还会多多的用油，却不会在一个菜色上用太多的油。平衡是我的理念。而这里的厨师追求的就是极端了。人界的饮食毫无疑问是轻食的日式和快餐化的美式结合，当做工作餐吃没有问题，但要是享受美食什么的，那真是想多了。但是族长家的食材真是没得挑，太好了，吃到肚子里马上就能被消化，接着就变成热流散入四肢百骸，化作身体筑基的养分。要是每天能吃3顿，我觉得1、2个月内筑基就能有明显成果。喵哟，难道你觉得你现在变化小吗？很大吗？非常非常夸张喵，要不是天天和你在一起，我都不敢认。可是我的族人没人觉得我有变化。哈哟，你以为你在这里是什么地位？你就是个小透明，蹲在房间外面院子的最外层，院墙下的角落里的没人注意的小角色，谁会关注你喵？你说的对，可是我的邻居们也没有发现我有什么不同啊。你可真迟钝喵，大家都看出来了，你变壮了，吧唧吧唧。好吧，可能是在人类的眼里你的变化不大，可是在我们忍猫的眼里，你的味道和气息简直是一天一个样子，太可怕了。真的吗？你难道没有发现现在你路过臭狗门前的时候都没有臭狗跟我吵架吗？宇智波鼬一愣，顿时回忆起了这些变化，果然是像三轮雅士所说。他没有继续和梨花猫争辩，而是叫住了经过身边的一个侍者，众信，再给我来5盘这种肉，这是什么肉？挺好吃的。这个侍者也认识宇智波鼬，笑着说道：优大哥，这是奈良家的鹿肉，据说是吃药材长大的鹿。这时他看到了桌子上的盘子，顿时倒吸一口冷气，天哪，优大哥，你吃多少盘肉了？真的没有问题吗？我才不会流鼻血的，再给我来5盘。好吧，真没事。没事。对了，把这些盘子端走，有点显眼。好的。等到宇智波众信走远，三轮雅士才啧舌道：我的喵喵，你还能吃啊？难道之前你都在挨饿？并没有，之前我也吃饱了，只不过筑基期的我能够控制自己的肠胃，在有好吃的时候可以吃下好几倍的东西。不愧是你。三轮雅士忍不住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困倦之意完全掩饰不住。宇智波鼬将可爱的猫咪放到自己的怀里，将它团成一团，说道：困了就睡吧，你现在应该更顺应身体的感觉。好的喵。梨花猫没有抗拒宇智波鼬的抚摸和搂抱，顺着他的动作将脑袋埋进自己的肚子下，呼呼的睡着了。动物和人是不同的，就算是同在仙道前进，各自的路也是不一样的。顺成人逆成仙，这是人类的仙道，一步步修炼，既要强化身体，又要驯服掌控本能，以此为资粮，成就更高的生命。但其他动物则需要顺应本能，顺着血脉溯源，借鉴最初的原始生命，晋升生命本质。所以宇智波鼬自己辛苦锻炼，打磨身体，熬炼心智，同时却建议三轮雅士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动就动，想和人犬吵架就去，一切顺应自然，顺应身体本能。果然，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梨花猫的进步速度飞快，实力增长速度不比它来的差，真是让猫奴羡慕不已。嫉妒啊！但人类就是特殊的，完全靠脑子获得全生态位霸权的，人类的天性就是劳碌命。抱怨、羡慕、嫉妒之后，宇智波鼬就心平气和地继续努力。在宇智波鼬的抚摸下，三轮雅士很快发出了舒服的呼噜声，但他的心情还是很沉重，得亏三轮雅士提醒，不然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意外落了地。修仙有4要，法财履地，这4种只有先后的区别，却没有不重要的存在。三轮雅士的提醒让宇智波鼬体会到了铝的价值，也让他知道自己的掩饰能够瞒过人类，却瞒不过感官敏锐的忍兽。也许全中爪也能感知到他的变化，但这个大大咧咧女忍忽略了。宇智波鼬想法有所转变，但距离人前显圣还有很大的差距，他缺乏自信。在仙道上依靠自己摸索，宇智波鼬还没有筑基期使用的术，他的修炼着重于全面强化身体根基，自己的战斗力究竟是什么水平，他是一点数都没有。现在的他除了肉和美食，没有特别需要的资源，对外需求度很低，没有站出来成为木叶村著名天才的必要。如果他身体的需求再度增长，饭量再次暴增几倍，远远超出了自己能够承担的极限，不用别人催，他会主动站出来，成为众人瞩目的天才，站在家族和火影一系的视线中心，然后从家族中争取更多的资源。天才的名头越响亮，宇智波鼬能够从家族得到的资源就更多，但成为焦点的损失也同样大。家族会有乱七八糟的任务，暗部和根部会有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甚至暗杀也会接踵而来，这是一种权衡。宇智波鼬确定现在隐藏自身的好处更大，所以他才会故意选择最外面的院子，坐在最偏僻的角落。
坐在最偏僻的角落，很容易被人忽视，以至于吃不到好东西。但宇智波鼬不同，他在家族上曾是个小透明，但在底层的人缘好得很。这个院子里负责服务的仆役就没有他不认识的，招呼一声，少年少女们就会优先给他供应好吃的，甚至有些好东西，他比族长和长老都更快吃到。毕竟县官不如县管嘛。就算是坐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宇智波鼬也能吃到最多最好的肉。到天黑的时候，宴会终于结束。宇智波鼬坐在最外面的院子，却是中忍中最晚离开的。离开前，宇智波鼬注意到族长大人、上忍和长老们留了下来，继续喝茶谈话。他们的话题大约会集中在战争方面的事情。将睡得死死的三轮雅士揣到怀里，用右手圈着梨花猫护好，宇智波鼬就离开了族长的大宅院。出门时，族长管家宇智波平八递给他一个厚厚的纸封，宇智波鼬用左手接过来，轻轻一捏，就笑得满脸灿烂。这是族长给的回礼，足足有20万两，比他奉上的礼金多了10倍不止。宇智波鼬很开心，这下子他最少能坚持半个月，挑选任务的余地大了不少。只是今天又吃又喝又拿的，他真是有点感到不好意思了。于是他决定看在宇智波富岳大人上道的面子，将来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放又一条命。当然，必须是他能保证自己和亲近人的安全，保证家族安全之余，否则还是要杀的。钱当然非常重要，但终究是不可能比他在乎的人的命更贵重。有了钱，宇智波鼬继续购买大量的食物，挑选任务的事情直接跑到脑后。他每天负重跑，站桩静心，磨练忍术、体术、剑术和投掷术，然后做一大堆香喷喷的肉犒劳自己。三轮雅士继续吃好喝好睡好，心情好就陪着铲屎官锻炼，心情不好就去犬种家和黑丸吵架。两只忍兽还会打架，因为三轮雅士的实力快速增长，和黑丸成为了势均力敌的对手，在两位主人的默许下打起来。通过半玩耍半较真的打架，能够锻炼反应速度、战斗技巧和身体力量，非常有效地增强忍兽战斗力。拥有忍兽伙伴的忍者本来就不多，司职战斗的忍兽更少，势均力敌的忍兽就更加难得。因此，犬种爪和宇智波鼬都不会拦着，他们只会在自家小可爱打输了之后，帮忙治疗伤口、安抚情绪，鼓励下次再战。这样的规律生活让宇智波鼬十分满意，连心灵世界中的星源也都老老实实的安静了，没有任何捣乱的迹象。每天辛苦的修炼都能换回明显到让人发狂的成果。很快，宇智波鼬就发现自己的力量已经翻了1倍，650公斤的负重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但命运从来都是最残酷的，他容不得主角之外的任何人享福。宇智波鼬惊讶地看着向他发布任务的信使，难以置信地问道：“谁？”宇智波带土。信使身前身后都是宇智波的家徽，却是宇智波鼬第一次见到的生面孔，这证明他是家族某个高层的嫡系子弟。听到宇智波鼬的惊呼，信使也露出了奇怪的表情。对，就是那个最不像宇智波的那个傻瓜，宇智波带土。他在昨天闯入了族长家里，要求参加家族内的忍者教育，族长被他缠得受不了，只能安排一个人教他。擦，原来起因在自己这里，但为什么这口锅会掉到自己头上？宇智波鼬给宇智波带土提出建议，是因为他确定在将来会对带土下手，所以从现在开始需要伪装，营造和带土关系亲密的假象。既然是假象，宇智波鼬提出的建议当然是经过仔细考量的，既能让别人感觉他很认真地帮助带土，又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坑到自己。宇智波家族在每年夏初和冬初开启族内特训，由挑选出来的上忍主持，最优秀的中忍负责，持续大约1个月。宇智波鼬不过是刚刚晋升的中忍，没有资格参与到这种活动，所以提出建议后，他已经把这事忘到脑后了。谁能想到隔了好几天，黑锅还是砸到自己头上，这也太晦气了。宇智波带土没有黑化的时候就是个废物，学什么都学不会，掌握的忍术用不出来，用出来的忍术错漏百出。他还是个将种，不论你说什么都不听的那种，除了没有主角光环，就是个大号的漩涡鸣人。叫宇智波带土修炼，这就是一口又大又黑又重的黑锅，想想就让人头疼。宇智波鼬忍不住问道：“族长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居然能被带土缠得受不了？而且为什么会选择我呀？”信使叹了口气，无奈地说道：“我之前也不知道带土的爷爷是空元长老，他其实是嫡系的族人。”宇智波鼬一脸茫然，空元长老是谁？空元长老去世已经很久了，但他是富岳族长的老师，这就没问题了。忍者师徒关系的分量极重，甚至在父子关系之上。带土的爷爷是富岳的老师，就算是早早死掉，人走茶凉，以至于带土混得一塌糊涂。但带土去求宇智波富岳办事，族长大人是绝对不能推脱的，只要有一点可能都得倾尽全力办到，不然他的名声就全毁了。但为什么是我？只有你了啊？家族现在很忙，所有的上忍和中忍都有任务，完全脱不开身。明白了，宇智波家族是1000年的忍族，不仅仅在木叶村有产业，整个火之国都遍布产业，家族的商队甚至将生意做到了全忍界。现在战争的气息越来越浓，宇智波家族自然要为应对战乱做准备，收拢各地的生意，将资产打包运回来，或者选择隐蔽地点藏起来。宇智波还得负担村子的治安工作，以及火影时不时指派的工作，可想而知，宇智波的上忍、中忍甚至下忍现在都忙得飞起。当宇智波富岳答应带土的要求之后，挑选人选的时候，发现实在是找不到一个教育带土的忍者。结果他不死心的扎家族户口时，发现有个刚刚晋升的中忍在家里，居然什么任务和工作都没有，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就是你了。宇智波鼬无奈的点头，表示自己接受任务，然后送走了信使。这活不能不接。想想看，族长大人的儿子才满月，忙得都没有时间照顾儿子，结果你这个普通的中忍竟然在家里休息。他要是敢拒绝，忙得昏头的宇智波富岳难道不会生气？
一定会的，羡慕嫉妒恨的族长绝对会亲自杀过来，掐着他的脖子胖揍一顿，然后再把带土硬塞给他。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又打算怎么办呢？是认真教还是敷衍几天？当然是认真教，事关我的人设，不能不认真啊。仔细想想，我认真教导带土的好处并不少。宇智波鼬开启了全知心眼，在家里的每个角落都走了一遍，确认没有白绝存在，这才对三轮雅士说道：首先，带土未来会成为四代目的弟子，我能和四代目搭上关系。其次，这会让我和带土的亲密关系真实不虚，将来杀他合情合理。三轮雅士彻底傻眼了，你知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说什么？宇智波鼬用最认真的口气说道：这是预知。预知？对，预知。呵呵，你以为我会信喵？三轮雅士摆出死鱼眼，不屑地说道：证明给我看，明天我们会吃什么？笨猫啊，我是咱家掌勺的，不用预知我也知道明天吃什么。啊，这我不管了喵，你证明给我看。没法证明，我以为以我们的交情，不需要证明也会信任我的，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居然会想着和你分享我最大的秘密。宇智波鼬如哭如泣的控诉，雷的三轮雅士外焦里嫩，他慌慌张张的给铲屎官道歉，用最不熟练的口舌尝试表明自己非常信任他。让我摸摸你的脚垫，我就相信你。好，好，没问题啊！喵喵喵，爪子上的肉垫被捏，让狸花猫感到非常的刺激，但也让他机灵灵的恢复了清醒。三轮雅士确实有点憨，但不是说他就真的傻，现在还有什么不清楚的？不管宇智波鼬能够预知是不是真的，他都趁机骗了狸花猫。怒从胆边生，火从心头起，太过分了，实在是太过分！宇智波鼬不但把梨花酱混在三轮雅士这个正式的名字中叫，骗了狸花猫无意中回应了一次又一次，几乎都要习惯了。他还摸了狸花猫的耳朵，耳朵呀！三轮雅士都忍了，但现在他居然还不知足，用欺骗的手段骗取了揉肉垫的机会，太过分了！这个铲屎官不能要了，打死算了，看招吧，猫猫拳！打是打不动的，筑基后的宇智波鼬实力增长不快，但根基打得越来越坚实，尤其是身体的强度变得非常夸张。如果三轮雅士没有动真格的，他的爪子已经没法破开宇智波鼬的脸皮，他甚至感觉那脸皮的厚实程度已经足以抵挡手里剑的清澈。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当然不会闹翻，所谓的预知未来也被梨花猫相信了。他之所以用借口告知部分未来，是因为梨花猫的实力在增强，他觉得未来的三轮雅士不会是他的附属生命，而是常伴的道侣。道侣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只要不直接涉及到自身根本的秘密，无需保密。怎么会是你？鼬大哥，竟然是你！宇智波中忍，您好。不出所料，来到南河川训练场的不是宇智波带土，而是他所在的整个小队。带土怎么可能丢下林？而林又怎么会不顾小队的最后一个队友？再次见到宇智波鼬，林的脸上泛出了可疑的桃色。宇智波鼬没有辜负他的姓氏，长了一张真正俊朗的脸孔，而且他身材高大，皮肤白皙，因为是穿越者，灵魂的成熟的远超忍界的男孩，举止间充满了成熟男人的沉稳和了然，就像是父亲一样，对13、14岁的小姑娘具有无可抵御的吸引力。宇智波带土顿时觉得吐血，面对他这一代最年长的宇智波，甚至没法说等我觉醒了写轮眼就 XXXXX 之类的话。宇智波鼬对林没兴趣，瘦巴干瘪的小女孩而已，他又不是恋童癖，更不是什么见过的萝莉控，他也不担心林的感情问题。这个少女的表虽然让带土很慌，但他却能确定这丫头就是对父亲般的人物的如沐，很快就会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消失，除非这孩子在母亲身上遭到什么伤害，导致心理出现严重的创伤。我带你们训练2周时间，训练项目很简单，就是我上次跟你们说过的爬树和踩水。宇智波鼬走到河边的一棵大树前，掩饰性的抬脚踩了上去。爬树不能用手，而是将查克拉凝聚到脚底，牢牢地粘住大树树干，然后一步一步向上走。这个项目训练的是查克拉控制力、查克拉量、身体核心的力量，都是忍者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东西。宇智波鼬平行着地面，站在大树最高的树梢上，向3个下人仔细讲述了各种技巧和注意事项，然后要求他们自己练习。林不愧是医疗忍者，查克拉控制力优秀，第一次尝试就稳稳地站到了树干上，并且向上走了2步。2个男孩则略微不顺，不是查克拉输出太猛，一脚踩进树干里，就是猛然间将自己弹飞几步远。宇智波鼬没有像卡卡西那样失望，他自己当初也不是一次成功的，男孩失败几次实在是太正常了，凡是能在第一次就成功的，那都是天赋不得了的家伙。3代火影不是白痴，他虽然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但教学和眼光绝对是拔尖的，这样的天才只要进入忍者学校，就不可能逃过他的注视，根本不可能沦落到被遗忘小队。他耐心地为3人讲解技术要点，指出是哪里做的不到位，致失败，传授控制查克拉的种种技巧。很快第3个男孩就成功地走上去了几步，之后便一路上行超过了林。但宇智波带土一言难尽啊，他也成功地向上走了3步，兴奋的脸都红成了猴屁股，但是接下来他就倒掉了下去，像是被倒掉的鱼一样疯狂挣扎，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像2个队友那样横向站直身体。宇智波鼬目瞪口呆，不禁脱口问道：带土，你究竟是怎么从忍者学校毕业的？宇智波带土的窘境原因非常简单，腰腿的力量不足，撑不住他的身体摆平。他明明有不弱的查克拉，能够将自己的脚洗在树干上，却就是不能直起腰杆，普通人中玩杂耍的小丑都能做到。他知道宇智波带土的基础差劲，但万万想不到能差劲到这个程度，连族内4、5岁的孩子都不如，丢人啊！宇智波家族的脸都被带土丢光了，连毫无家族认同感的宇智波鼬此时都觉得脸上烧得慌。还好脸皮够厚，心态够稳，宇智波鼬成功掩饰了自己尴尬，长叹一口气说道：
没办法，你必须从基础的体能训练开始。引体向上、平腿卷腹、倒吊起身，先练这3个动作。宇智波带土抗议，这都是小孩子的科目，我可是堂堂下人。宇智波优不屑地冷笑，连孩子都不如的下人，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带土顿时说不出话来。不要再说觉醒血轮眼的话了，血轮眼是最强的血迹限界没错，但也只是辅助性的动态视力、幻术和拷贝动作。发挥血轮眼的力量，还是得看自身的基础力量。如果血轮眼能够包打天下，其他忍者就没有生存的可能。以你这样的身体素质，就算是侥幸觉醒了血轮眼，也没有可以发挥的基础力量，到时候连血轮眼的名头都要被你毁了。宇智波优一番重话说的带土面如土色，彻底打掉了他的侥幸心理，乖乖的按照要求练习起来。我不关心你过去是怎么搞的，但欠下的债只能通过加倍的努力才能弥补，认真起来。每个动作做10次为一组，连续10组交换，全部做1遍才能休息。休息的时候就做平板支撑，这也算是休息。宇智波带土彻底变成了白灰，但是却没有正面硬顶，只是小声的嘀咕魔鬼。搞定了最难搞定的刺头，另外2个乖宝宝只需要他眼神一扫，就战战兢兢的练习起来，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三轮雅士出现在宇智波优的肩头，小声的问道：我记得你说要和带土搞好关系的喵，怎么会这么严厉？我这回可是很真心的对他好，对他好和态度有什么关系？就不害怕他恨你，最后弄巧成拙喵？嘿，这个成语用的极好，别急啊！宇智波带土不是一般人，他的天赋很好。喵！三轮雅士看着抬起双腿做卷腹的宇智波带土，那龇牙咧嘴的痛苦表情，煞白如纸的脸色，还有抖得如同筛糠的双腿，哪里有一点天才的样子？宇智波优悄悄向梨花猫展示了他用幻术掩盖的血轮眼，然后说道：我以前也是以为他是废物，只是血轮眼的天赋好而已，但现在我知道了，他的身体素质实在是绝佳，难怪宇智波斑会挑选他作为自己的工具。血轮眼不是无根之木，不会在真正的烂泥上绽放。雅士啊，你注意看带土每组动作之间的区别，仔细看。得到宇智波优的提醒，三轮雅士仔细地观察了带土连续3组动作，惊骇地发现每一组竟然都有进步。突然，他的眼神变得危险起来。哟，你说带土就是你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现在我信了，他真是个被耽误的天才。死喵！宇智波优摇了摇头，说道：不行，问题的源头不是带土，而是苟且偷生的宇智波斑。现在弄死带土，老家伙还有足够的时间再选一个宇智波重新培养成自己的替身，所以现在不能杀。我要等宇智波斑自己发动后，轻轻的顺手一推，让他弄巧成拙，再也没有时间重新来过，这才能算是成功排除危险。宇智波优沉默了一会，叹息道：这个忍界的水深啊，死亡可不是生命的终点。对于宇智波斑来说，带土死后如果真的没有合适的人选，他能支付足够大的代价复活带土。我不能不视而重之，我要让所有人都觉得，虽然是我动手杀了带土，但我才是对带土最好的那个人，就是带土他自己都得承认。三轮雅士，宇智波优问道：怎么了？梨花酱。三轮雅士用爪子将下巴合上，怯怯地说道：梨花酱就梨花酱吧，你爱咋叫就咋叫，但是你得保证你不会算计我，我害怕。宇智波优这才发觉自己杀人还要人念自己好的想法，把三轮雅士给吓着了。他赶紧安慰道：不用害怕，咱俩谁跟谁啊，我宁可砍自己一刀，也不会伤害你一根汗毛的。希望如此喵。等等，你之前拔过我的毛，还揪掉过我的胡子，还有眉毛，而且你为什么不说捅自己一刀？你说过的，砍3刀不如捅1刀。还不到1分钟，三轮雅士就找回了和铲屎官相处的感觉，嘻嘻哈哈的打闹起来，将1分钟前的恐慌和畏惧忘得一干二净。这等天真单纯、心思纯净如天山雪水的猫咪，真是没法不爱它啊。和三轮雅士的打闹冲淡了宇智波优严肃的气质，让3个下忍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训练场上的气氛也就没有了恐怖的感觉。带土偷懒了，加3组啊！不要啊！再敢多嘴，就加5组。在宇智波优的严厉训斥下，训练场上的气氛依然紧张严肃，保持着最佳的锻炼效果。宇智波带土的天赋确实是绝佳，但没有黑化的脑子也确实是完犊子。不论盯得有多严，不管处罚的有多严厉，他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心思飘忽的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最多5分钟就能忘记一切教训，胡思乱想放松动作。宇智波优觉得带土这家伙的心源如果能够显化，搞不好就是踹翻老君炉的齐天大圣本尊，最野性狂暴、最桀骜不驯的那一刻。直到快天黑，宇智波优才找到带土的命门。当他犯错的处罚连做到0一起受罚，带土的心源终于被镇压了下去。他老老实实的完成处罚的锻炼项目，收束心神后动作标准，锻炼效果更是明显，而且还展现出难以置信的潜力。按照计划完成训练科目，有时间休息吃饭的2个下人，仅仅是加罚了2组蛙跳和4组负重深蹲起，就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了。而中间完全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中餐和晚餐的宇智波带土，饿着肚子完成了他所有的项目后，虽然全身都在颤抖，但依然能够稳稳地站着。看到这样的带土，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的表情都有些复杂。今天结束了，回去好好泡个热水澡。是，不要偷懒，不然明天早上有你们受的。对了，明天不要迟到，不然……林突然笑了起来，不然就1人迟到，全队受罚。呵呵，说得对。解散。是。第2天一大早，宇智波优跑完步，洗了个澡，赶到河边训练场时，3个下人都到了，包括带土在内，没有人迟到。连做到0的威胁很有用。接下来训练就进入正轨，林和信一练习爬树，带土训练基本体能。宇智波优也就有了足够的余暇，
站在原地以混元桩调和身体，汲取自然能量，温养精神。到了中午的，所有人都顺利地完成了上午的计划，吃到了定做的午餐。下午，宇智波优给带土上了负重，因为上午他连续7次走神，却还是完成了全部的训练计划以及加法。显然，一天的有效锻炼就让他的身体素质大大提高，训练强度跟不上了。负重的添加非常直观，告诉了另外2个伙伴，带土有了令人惊讶的进步。也许是因为这个刺激，信一在下午2点左右成功爬上了16米高的树梢。到了4点，林也首次爬上了树梢。宇智波优对这个进度很满意，他说道：“今天剩下的时间，你们2个各自爬上去5次，然后自由安排。明天我教你们踩水。”好耶！切！带土不服气的哼唧，因为走神又被加了一组惩罚性的蛙跳。当太阳逐渐向西，带土也完成了训练计划，开始惩罚性的20组蛙跳时，南河川湍急的河水中传来了猛烈的积水声。很快，2个绿色紧身衣的身影逆流而上，出现在众人面前。湿透的紧身衣透光性能有点太好了，吓得林捂住了眼睛。咦，带土，你也在做最基本的体力训练？凯，这是你的同学啊，看啊，体力训练才是一切的基础。我明白了，父亲，我会加倍训练的。游泳训练结束，我要绕着村子再跑5圈。太棒了，儿子，老爸会陪着你的。这就是青春，精神污染，不，这是精神冲击。宇智波带土意外的并不害怕麦特家的精神冲击，他不屑地说道：“烦死了，凯，我和你这个吊车尾不一样，我只需要稍微锻炼就足够了。”麦特凯挠了挠头，疑惑地说道：“带土，我是全班倒数第2名，你才是倒数第1名的吊车尾啊！”噗呲，林和信一忍不住笑了出来，就连宇智波优也差点没有忍住。宇智波带土老底子被揭，气得全身颤抖，愤怒地大吼道：“猪口啊！我已经不是吊车尾了，让你见识下我的努力成果。”麦特戴瞬间来了精神，是实战较量。父亲，可以吗？实战较量是检验青春的好办法，我当然没有意见。麦特戴看向了宇智波优，中忍大人，可以让2个孩子进行一次实战吗？宇智波优不敢怠慢，低头行礼后说道：“没有问题，戴前辈。”宇智波带土和麦特凯面对面，麦特戴担任裁判，2人正式进行一场实战较量。结了对立印之后，2人就第一时间向前冲，试图掌握主动权，结果冲撞到了一起，砰砰砰的打作了一团。信一不知道带土过去的情况，但林、麦特凯和他做了4年的同学，2人顿时都大感吃惊，带土竟然和凯打得势均力敌。这种猛烈的交手都是凭住呼吸的一口气战斗，在气息耗尽时，2人狠狠对了一拳，然后各自后退。麦特凯开心的大笑，露出了雪白闪亮的后槽牙。带土，毕业后你果然是非常努力，了不起的进步，我认可你的青春了。带土对自己的进步也是颇为吃惊，听到凯的话后，好胜心顿时大作。凯，你别得意，我接下来就要尽全力了。说着，带土就解除了手腕、脚腕和腰带的负重，感受到身体好像要飞起来的轻松，他的自信心空前壮大。但当然抬起头来时，却发现凯也在解除负重，而那些负重的分量可比他多得多了。带土，我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了。身为宇智波，在基础训练上却没有丝毫的放松，了不起！让我们的青春尽情绽放吧。结果没有什么意外的，2人都去掉负重，麦特凯便轻松地拿捏了宇智波带土，他的动作快到带土根本看不清楚，更别提身体做出有效应对了。林和信一同样被凯的速度惊呆了。麦特凯不能使用忍术的名声很响，文化课成绩也是毫无争议的垫底。作为同学的他们其实都看不起这个吊车尾，但麦特凯卸下负重后，即便没有使用8门遁甲之术，也没有拿出任何体术招式，就是速度一项就让2个下人明白，他们就算是会忍术，也不是凯的对手。如果麦特凯是敌人，在一个照面间就能击杀他们2个，而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忍术优势根本无从发挥，甚至连一个忍术的手印都完成不了。带土勉强支撑2下，就毫无悬念的被击倒，结束了这次实战较量。送走了麦特戴父子，宇智波优笑着说道：“今天运气不错，进行了一次模拟的测试，带土的进步你们都看到了，应该知道基础训练的重要性了。”林和信一连连点头。带土，不用沮丧，麦特凯负重训练已经很多年了，你才刚刚开始，拼体术拼不过很正常。今天就到此为止，回家好好休息，明天继续。是。对了，林，明天在外套里面穿上泳衣。啊，我明白了。第2天，宇智波带土继续体力训练，而宇智波优指导林和信一进行踩水训练。踩水相对于爬树更加注重控制力训练，毕竟树干是很坚硬的实体，而水却是虚不受力的流体，必须要用查克拉控制住水面，才能变成承载人体的平台。踩水的难度确实很高，爬树只需要考虑收，而踩水则需要同时进行查克拉的收和放，而且还要根据自己的重量、动作、重心随时调整收放的平衡。就连查克拉控制力很强的林也没有办法立刻上手，2个下人不断的掉落到水中，摔得全身湿透。林的外套下面穿了泳衣，丝毫都没有走光，但水湿之后，身体的曲线就显露了出来。11岁的少女，身躯已经略有玲珑。宇智波优看着毫无感觉，但宇智波带土眼睛都直了。宇智波优打了他10几次重拳，都不能阻止这个笨蛋，直到他将事先准备好的布幔拉起来，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个笨蛋才把目光收回来，继续给他安排的体力训练。训练任务进展得越来越顺利了。很快1个星期过去，宇智波家族的特训有了很大的成果。首先是林和信一都完成了踩水的训练，能够摇摇晃晃地走着渡过南河川，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因为南河川河面宽阔，水流湍急，能够从这条河上走过去，就能在平静的水面随意奔跑。查克拉控制力的提升，极大地提高了2人的力量，而且是全方位的。
尤其是林在宇智波鼬提醒后，他尝试使用止血术、愈合术、伤口消毒术这3种基础医疗忍术，惊喜地发现已经能够轻松使用，再也没有之前那种控制不住的感觉了。他甚至还尝试着使用了掌仙术，居然磕磕绊绊地用了出来，这让林高兴得蹦蹦跳跳，欢呼不已。继续加强查克拉控制力的训练，很快就能熟练掌握掌仙术了。听到宇智波鼬的鼓励，林开心地回应道：“我会努力的。”宇智波鼬淡淡地提醒道：“掌握了掌仙术，就为着你的能力超出了战场急救的范畴，对你的医学知识有很高的要求。林，你的医学课程学习进度的如何？抱歉，我在这方面。你必须知道，掌仙术的治疗范围超出了皮肤和肌肉，深入内脏、神经和经脉，稍有失误，治疗就可能变成让人致残的事故。”林的眼睛里满是坚定，他大声地说道：“我会努力学习的。我的建议是你不要自己胡乱自学，而且你也不用着急，等到熟练掌握了掌仙术，你就去医院随便找个年纪30以上的医疗忍者展示一下，自然会有人给你安排老师和课程。”我明白了，谢谢您的建议。宇智波鼬看向这个小队的第3人，也是透明人信一，心中有点为难。林是个普通的平民忍者，但他选择了一个优质的赛道。在纲手的大力推动下，木叶村的医疗忍者体系是5大国中最发达的，医疗力量比其他4国加起来都强大几倍，并且在战争中出色地证明了自身的价值。木叶村非常需要这种技术性忍者，因此显得非常大方，凡是愿意成为医疗忍者的孩子都能提前学习所有的基础医疗忍术，并且能够挑选一个高级忍术。相比之下，信一这种纯粹的战斗型平民忍者就没眼看，他只会6个1级的基础忍术。对于普通人或者传统武士，这样的忍者依然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在忍者中他几乎谁都打不过。宇智波鼬可以打擦边，借着训练宇智波带土的机会训练他，但绝不能教他任何忍术。这是木叶忍村的原则问题，是被忍者家族和火影中枢同时认可的原则，一旦违背后果极其严重。与初代火影和2代火影不同，3代火影在各方面都显得不够强势，为了巩固权力，形成了火影一系。这是个以中小忍族为骨干、平民忍者为基础的强大势力集团，他们通过把持忍术的源头，形成对平民忍者的吸引和控制。在这方面突破限制，扩散忍术知识就是动摇火影的统治根基，他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如果扩散忍术知识的是忍者家族，那就会被火影当作政敌进行打击。如果是个人，火影很可能撕破脸皮，直接下黑手，就像对付齐木寿茂一样。忍者家族这边同样不愿意忍术扩散，因为平民的数量极大，按照比例出现天才的可能更多，时间长了，忍族的优势就会崩溃，甚至被淘汰。对此，宇智波鼬很是不能理解。如果没有出现千手柱间和宇智波斑的时代，各个家族敝帚自珍，守着自家的忍术秘术，保持家族的武力优势倒是没有问题。但现在的忍界已经被忍界双雄打碎重建，尤其是千手一族自我牺牲，扩散了血脉，普及了忍术知识，社会环境已经变了，怎么还能按照老办法搞呢？你看人家火影的猿飞家族就很乐意对外教忍术，只要学得好，就能改姓加入猿飞家族，这才是正途。猿飞日斩担任火影不过15年，猿飞家族的人口就扩大了3倍，当然是依靠改姓加入扩张的。而且能够改姓的猿飞都是人才，就算不是上忍或特上，也是掌握封印术、医疗术的特殊人才，最差也是能够运营生意、提高家族收入的商业人才。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加入，猿飞家族当然能够迅猛的扩张，而且也非常的稳健。只要火影在位一天，有足够的利益保证，向心力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吧，这些人也没有地方可去，除了猿飞家族，没有任何一个忍者家族这么干。不是猿飞日斩特别厉害，而是同藏衬托的太猛，把人才压制的只能涌入猿飞家族。宇智波鼬要是能够当宇智波的族长，他就会照方抓药，甚至主动扩散家族血脉，向千手一族学习，将全部族人通过婚嫁全面改姓，彻底的混入到木叶村民中。到时候就没有了明面上血脉传承的宇智波，而是谁觉醒了写轮眼，谁就能改回宇智波的姓氏，组成宇智波家族。到那时候，想要弄死宇智波家族，起码得弄死木叶村1半的人口，谁敢搞这样的灭族事件？当然，这么搞的难度很大。首先，这个族长得在宇智波家族内部大杀特杀，将坚持传统的宇智波杀光。然后他得带领敌视他的血轮眼宇智波，在火影一系的打压下坚持20年，坚持整整2代人。当连续2代的宇智波从平民中崛起，汇聚成全新的宇智波家族，和整个木叶村完全融合，这个族长的工作才能算是彻底完成。最后他只能背着满身的骂名，黯然的退隐，甚至可能遭到木叶村和宇智波家族的审判，就像执剑200年的逻辑一样。可惜了，宇智波家族可惜了，宇智波鼬不是族长，他更加无心为宇智波家族牺牲。眼前这个信一也可惜了，明明拥有比林更好的天赋，却得不到合适的培养，他注定死在第3次忍界战争中。宇智波鼬只能笑着说道：“你很不错，训练的效果很好。接下来你得努力完成任务，注意积攒功勋后换取适合的忍术，加油吧。”信一低头行礼，谢谢优大人的指导。背负着100公斤负重的宇智波带土不爽了，他一边深蹲起，一边嚷嚷起来：“哟，我呢？我的特训难道只有体能训练吗？这是我的特训啊！”面对急得脸红脖子粗的宇智波带土，宇智波鼬却没有任何着急的说道：“把你上午的训练任务完成。”林笑着说道：“你好笨啊，带土，今天优大哥可没有给你下午的训练任务呢。”啊，原来如此。能够和林说话，又知道了体能锻炼终结的希望，带土兴奋的一蹦3寸高，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干劲，嗷嗷的加快了蛙跳的速度。可怕的家伙喵！3轮雅士紧贴着铲屎官的耳朵，感慨地说道。但不等他说完，宇智波鼬就发出了不要说话的信号，
接着通过抚摸狸花猫的毛，向他传递了有人监视的意思。三轮雅士自然闭嘴，然后跳下宇智波优的肩膀，装作无聊的运动，开始巡视河边训练场的周围。但是狸花猫什么都没有找到，却发现到远处有群人正在靠近，人很多，他们的实力差距很大，却没有丝毫的掩饰。于是他颠颠地跑回去，指着来人的方向对宇智波优说道：“有人来了喵，很多人呢。”宇智波优转头看了一眼，随着目光的指引，他的注意力得以集中起来，感受到了来自地面的震动。6个人，2个人走在前面，2个人在后面，中间是2个体重较轻的，其中一个特别轻，应该是个孩子。根据脚步的节奏和轻重，宇智波优轻松地分析出，前面2个人是族长宇智波富岳和长老宇智波刹那。竟然是这个老混蛋，他是来找我茬的。认出来宇智波刹那后，宇智波优的心就乱了，注意力分散后，再也听不到来人的脚步。他有点犹豫，究竟要怎么面对宇智波刹那呢？这个老家伙也是个不要脸的，之前被宇智波优对得狠了，就会用3勾玉血轮眼的力量强压。但今天刹那要是再来压他，他可是能够抗住的。这样一来，3勾玉血轮眼就会暴露给族长。其实宇智波富岳知道了也无所谓，但问题是这里还有宇智波带土和外人。宇智波优看向了三轮雅士，突然笑了起来。我不适合暴露力量，但梨花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吗？他出面顶住刹那老混蛋，所有人都不会怀疑我实力强，而是羡慕我运气好。三轮雅士小姐，我们来商量个事情。每次你用这么恶心的语气求我，都让喵心里痒痒。您想要什么呢？佛跳墙，能不能换个？我不管喵，我只管吃喵，反正是你求我喵。行吧，万岁喵！心里有底的宇智波优很安心，他看着3人小队训练，保持着混元桩的战力，一刻不停地进行着自己的修炼。现在每一点自然能量的吸入，都能带来让人迷醉的充盈，迅速转化为身体强化的畅爽，源源不断地成为力量增长的愉悦。这可比痛苦不堪的忍者修炼让人上瘾。哼，果然是宇智波之齿！一个沙哑苍老的嗓音打破了河边训练场的，而且这里竟然是2个宇智波之齿在一起，他们能有什么好的？宇智波带土被叫做废物的次数很多，大多数都是在家族内。面对那些觉醒了血轮眼的高级忍者，他很少反驳，因为没有成绩支撑，他的内心自然发虚，而支撑他骄傲的未觉醒的血轮眼，在真正的血轮眼面前，自然不再是依仗。但今天有点不同，持续7天的高强度体力训练，多少还是充实了一点，而且灵就在身边，这让他怎么忍？我不是宇智波之齿，你才是！宇智波优散掉了混元桩，哈哈大笑起来。带土，你说的太对了，这个老头才是我们宇智波的耻辱。傅岳，你看看，一个不带族徽，甚至不带护额，另一个还在做3岁孩子的训练，整天就知道给别人制造麻烦。哦，那又怎么样呢？刹那长老，你想让族长对2个正式的木叶忍者做什么呢？宇智波优毫不客气地嘲讽道：“断掉我早已被你私下断掉的家族年金，无视家族规矩，无视木叶法律，无视家族实力下降的现实，毫不客气地说，你不是家族之耻，你是家族之敌啊！”宇智波刹那长老，家族的困境就是因为你。一派胡言！像你这种没有丝毫家族荣誉感的废物，连亮出族徽的勇气都没有，胆小鬼也配？拜托，我们是忍者，不是傻乎乎的武士，在外面毫不遮掩的亮出族徽，是提醒别人这里有一双可以猎取的血轮眼吗？哦，对了，您早就不上战场了，可以随便说些不负责任屁话，反正后果只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承担。宇智波带土突然插嘴：“优大哥，我觉得族徽应该展示出去的呀，敌人见了我们的族徽会被震慑到的呀。”带土，你站哪边的？宇智波优气结，他能不知道自己说的都是强词夺理？宇智波在忍界的威慑里还是很有分量的，说杀谁全家，真的就能杀谁全家。而且血轮眼也没有白眼那么好用，不但实力增强的不多，还没法隐藏，移植了就等于给宇智波的报复指明了靶子。但这是在吵架，谁他喵的吵架要讲道理啊？这个缺心眼的带土，真想打死他！无语的宇智波优扫了一眼族长，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人数不对，不是6个人，而是7个。在傅岳的身边站着宇智波美琴，温柔地抱着襁褓，里面自然是他的长子宇智波佑。傅岳另一边则是个4、5岁的孩子，虽然也是首次见到，但那双大眼睛和团子鼻让优瞬间确认了他的名字宇智波止水。再加上身后的宇智波带土，这里竟然集中了3个天才，3个万花筒血轮眼的种子。难怪这里会聚集了3只白绝，是因为族长要过来，所以提前赶到的吗？宇智波优的心不在焉，让背对的怒火中烧的宇智波刹那更加暴怒。他突然开启了自己的3勾玉血轮眼，庞大的瞳力形成浪涛，向宇智波优和宇智波带土压制过去。他要发泄自己的怒火，要让2个宇智波之齿出丑，要让他们跪在地上，土下座，满身尘土丢尽脸面。要是能够受不了自己切腹，那就更好了。三轮雅士没有犹豫，跳到了宇智波优的肩膀，发出震慑人心的咆哮：“喵呜！”叫声的确是很可爱，但是伴随着可爱的喵呜，凛然的虎威勃然而起，将宇智波刹那的瞳力瞬间摧毁。宇智波刹那的年纪不小了，年过50的他，在2代火影千手飞间执政期间就是中年人，如今早就不在巅峰期了。他是因为煽动造反被2代火影的暗部逮捕，监禁了足足20年，如今放出来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很差，3代火影不想他死在监狱而已。因此，刹那的瞳力看似庞大，实际上是多年积累，缺少查克拉的支撑，虚弱得很。但终究是3勾玉的瞳力，被三轮雅士一声咆哮就打得粉碎，也让宇智波优以外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梨花猫眼神凌厉，充满杀气地盯住了宇智波刹那，当着我的面攻击我的契约者，你想死喵？猫猫很可爱，但杀气很恐怖，更是毫无征兆的爆发。
被针对的刹那，老头猝不及防，只觉得心脏惊悸，查克拉竟然无法运转，身体僵硬，张开嘴巴也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无意义的啊呀声。宇智波刹那蹲了20多年苦窑，又没有坚持锻炼的恒心毅力，早就没有了年轻时的强者之心，竟然被三轮雅士吓到了身体失能。好在还没有出现大小失禁的情况，不然这老头等会绝对要嘎了自己。宇智波富岳悄然向前一步，站在了刹那长老的前面，将三轮雅士的杀气隔开。宇智波鼬此时和三轮雅士气息相连，立刻察觉到年轻族长含而不发的气势，竟然像是一座隐藏在深渊中的大山。难道他觉醒了万花筒写轮眼？喵！哟，是你在我心里说话喵？雅士，是我喵！宇智波鼬的大脑彻底放空了，他是愿意和三轮雅士分享很多的秘密，但这样和小猫咪直接心灵相通，这太直接了。宇智波鼬感觉接受不能啊！万一被小猫看到了他想象的猫念打住，猫什么来着？你看错了，喵！不管了，再给我查克拉和自然能量喵！你家的族长好厉害喵！好，三轮雅士借助宇智波鼬修成仙术还不到15天，他能积攒多少仙术查克拉？但他只要和铲屎官接触，就能够直接使用他的查克拉和自然能量，在自己的体内合成属于他的仙术查克拉。而宇智波鼬是完成了百日筑基的修者，虽然在仙道上不过是刚刚立下根基，实力上不值一提，但在忍界他的基础力量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仙术查克拉本身又有强大的威力，远超单独存在的自然能量或者查克拉，所以三轮雅士才能显得如此强势。能够心灵相通，其实也挺好。是的喵，想想就好了，比说话可快多了。忍猫说话很难的喵。雅士，族长大人要反击了，准备好喵！3、2、1，零！就在宇智波鼬在内心倒数到0时，宇智波富岳同步暴喝一声，呵！远超3勾玉血轮眼极限数倍的瞳力一涌而出，意图击溃梨花猫的仙术查克拉。而三轮雅士也恰在此时释放出了自己的仙术查克拉，喵呜！两股沛然的力量撞击到一起，却因为各自的收敛而相互抵消，并没有演化成一次猛烈的冲撞。宇智波富岳和宇智波鼬就知道对方并没有闹大的意图，于是各自收敛力量，结束了这次的较量。宇智波富岳惊喜莫名地问道：“您是猫城堡的忍猫？哦不，猫仙人？哟喵，我该怎么回答？”别怕，按照我的话说。三轮雅士优雅地跳到宇智波鼬的脑袋上，站得高高的，用俯视的角度看向宇智波富岳，傲气无比地回答道：“我是猫城堡的仙人，宇智波家的当家，你可以叫我三轮雅士仙人。”太好了，猫城堡终于也有真正的仙人了。仙人，您是否能够和更多的宇智波族人签订通灵契约？不可以，我今年刚刚成为仙人，不论是力量还是技巧都需要时间，暂时没有余力和第二个人签订契约。宇智波的当家，你不必失望。猫城堡和宇智波的友谊已绵延数百年，等我将仙术整理完毕，传授给其他的忍猫，自然会有新的通灵契约。你只需要耐心的等待几年。傅岳此时满脑子都是惊喜，猫城堡有了仙人传承，宇智波家族就会有人学会仙术，唯一不如牵手的最后一块短板终于补上了。傅岳立刻盘算起来怎么和猫城堡更进一步拉近关系，甚至公开两家的关系。谁知道后面还有惊喜。三轮雅士似乎思考了一下，用爪子指向宇智波美琴怀抱中的宇智波鼬，等这个孩子4岁生日的时候，你到猫城堡来找我。惊喜来得太急太快，此时傅岳和美琴都觉得头脑发晕，甚至语无伦次起来。美琴紧紧地抱住孩子，深深地鞠躬来行礼道：“感谢您的慷慨。”傅岳也是咧着嘴笑，却又担心失礼强行控制，跟着妻子行礼。给儿子准备的通灵乌鸦可以卖掉了，自己的长子必须和猫城堡签订通灵契约，而且是首位仙人的契约，将来必定能够掌握仙术传承。宇智波富岳将视线下移，看到了似乎什么都不懂的宇智波鼬，笑着说道：“我是来看看训练成果的。你干得不错，任务完成后会有额外的奖励。谢谢族长大人，继续吧。”是。然后他又看向三轮雅士，再次行礼道：“我的事情已经完毕，请容我们先行告退。”三轮雅士略微点头，无比高傲地说道：“宇智波的当家，您可随意。”此时宇智波刹那已经缓过来，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宇智波刹那本来是让族长看宇智波鼬违反家族规定的行为，比如在给家族子弟培训时不带徽章展示家族荣誉，还优先训练外人等。但现在族长发现了猫仙人后，对他所讲述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反而大加赞扬后离去。他也就跟着族长向三轮雅士行礼，然后一起离开了。既然第一位真正的猫仙人站在了宇智波鼬的头上，那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宇智波之耻，闹呢？猫城堡是宇智波家族世代签订契约的通灵秘境，双方关系亲密到可以将家族传承和财富都托付给猫婆婆。如今猫城堡有了仙人传承，也许不久之后就要成为第4个圣地，得有多缺心才会得罪猫仙人？除了刹那，宇智波家族还有6位长老呢。宇智波带土眼睛直愣愣的，喃喃道：“忍猫真是太帅了，我将来也要和忍猫签订契约。”至于林和信一他们2个，只是简单的羡慕。忍兽是普通平民无法奢望的高级品，忍界的忍者可没有华夏人民的野心。宇智波鼬看向带土，训练项目全都完成了啊？还没有，继续，完不成就没有午饭吃了。是。宇智波止水安静地看着，突然看向身边的傅远，开口问道：“族长大人，我能在这里修炼吗？”宇智波刹那顿时就是皱眉，他不喜欢宇智波镜的主张，但族内的主流意见却非常欣赏，认为如果镜没有意外死亡，很可能会成为3代火影。因此，宇智波镜的后代止水就显得很重要，尤其是他的天赋让所有人都为之惊叹，重要性就更加高了。
甚至是超过尚在襁褓中的幼。刹那，傅月以及其他长老都给予止水极大的关注，积极施加影响，试图让止水接受自己的主张。此时止水突然表示想要和宇智波鼬接触，刹那当然很不开心。宇智波鼬是全族唯一一个敢指着刹那鼻子骂的小辈，甚至是被他用血轮眼教训过也没有丝毫的退让。要是止水被宇智波鼬影响，成为了刹那的政敌，很可能会有很大一批族人改变自己的立场，让他的处境更加尴尬。宇智波鼬敏锐地察觉到宇智波刹那的紧张和不满，他毫不犹豫地改变了自己置身事外的立场，笑着对止水问道：“你是谁？会不会提取查克拉？”宇智波止水一板一眼地回答道：“我叫宇智波止水，已经学会提取查克拉。”说着，他还提取了自身的查克拉，并释放出来向所有人展示。宇智波带土、灵、信一都惊呆了，这个孩子的查克拉竟然比得上他的一半，但那种稳定可控的感觉，甚至是超过带土和信一，接近灵的水平。这是什么见鬼的天赋？宇智波傅月表情不变，但内心充满了骄傲。宇智波刹那皱起眉头，他不是不喜欢止水，而是担心这个天赋绝佳、很可能觉醒万花筒的后辈被自己讨厌的宇智波鼬影响。宇智波美琴和护卫们是第一次见识到止水的天赋，就像吓人一样被吓到了。美琴喃喃道：“都说止水的天赋很强，可没人说过能强到这个份上啊。”宇智波傅月小声说道：“我们是故意不说的，毕竟天才不值钱，但这样逆天的天才会有危险。我明白，外国的忍者还有我们木叶的忍者。”哎，美琴抱起自己孩子说道：“鼬呀，将来你也要这么厉害哦。”“会的，一定会的。可是我的儿子，他不会比任何人差。”“你是夸自己的天赋好吧？竟然拿自己的儿子做借口。”哈哈哈哈。这边宇智波鼬惊讶地检查完止水的修炼成果，又检查了他的身体骨骼和肌肉的发育情况。基础打得很坚实，训练的方法没有丝毫问题，可以进行特别训练的项目。如果族长同意的话，就留下来吧。宇智波鼬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带土，正好这个哥哥完成了前置的体能训练，你们两个一起进行爬树训练。宇智波带土啊，希望你不要把他打击得太狠。宇智波带土啊，宇智波傅月答应了止水的要求，但他在走之前悄悄地对宇智波鼬说：“善后需要我安排吗？”宇智波鼬微笑着摇了摇头：“不用，我能搞定。”傅月对宇智波鼬很是满意，鼬的话是在表明他知道自己话里的意思，也是承认他觉醒血轮眼的事实。只有血轮眼才能在所有人都没法察觉的情况下，彻底消除几个吓人的记忆，让他们忽略止水的超强天赋，这样才能避免在止水成长起来前，因为泄露了具体的情报，招惹来杀身之祸。这不仅仅是血轮眼，还得是双勾玉以上的血轮眼。傅月，我就知道这小子不简单，18岁的两勾玉依旧不骄不躁，谨言慎行的性子真是不错，难怪能够得到猫仙人的青睐，真是个难得的人才。等到宇智波傅月一行人走远，宇智波鼬就安排所有人吃饭，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带土自不必再教一次，直接上脚开始爬树，只一次就成功走到了树梢上，只是在树干上踩了好几个坑。憋屈了7天的带土得意洋洋，向负责训练的宇智波鼬炫耀起来：“怎么样，本带的天赋厉害吧？我可是一次就成功。”就在这时，就在带土的身边，一个小小的身影一步一步地走了上来，是止水。带土惊讶到磕磕巴巴地问道：“你怎么上来了？”止水笑着回答道：“就是看带土哥的动作，我试着走一走，就走上来了。”我可是……宇智波鼬打断了带土的胡言乱语，对他评价道：“力量和查克拉量都合格了，但是控制力完全不行。什么时候能够跑上去，保证速度的同时不留下任何痕迹，你才能算合格。”他又看向另一边的止水，至于你，天赋不错，但毛病不少。关键是你参考的目标错了，带土的动作里带有不少多余的小动作，你也都学了个10成10。以后要注意，首先要耐心，多看多听多分析，然后再学，千万不能盲目相信别人表现给你看的东西。一旦走偏了，改起来就得多花几倍的功夫。宇智波鼬意有所指的话，止水并没有听懂，他只是老老实实的低头，是矫正了止水所有的错误动作，再安排他做20次上树的练习任务，宇智波鼬也就暂时轻松下来了。他决定了，目标就是宇智波止水。宇智波鼬要将止水培养成下一任族长，能够在不久之后顶掉宇智波傅月的位子，接受自己的理念，带领宇智波家族摆脱灭亡的命运。他是注定会成为万花筒的，实力没有问题。他是宇智波镜的孙子，和宇智波鼬有着超凡的相性，他的人脉没有问题。他爱木叶村，也爱宇智波家族，没有极端思想。作为族长的人选，宇智波止水除了年纪小，是最完美的人选。在其他人看不到的角落，三轮雅士开心地说道：“好好玩，刚才本喵好威风。”他在地面上摆出了高傲的动作，用威严的声音说道：“宇智波的当家，我是三轮雅士。”喵喵喵！这么说的时候，你家的族长表情刷刷的变来变去，太有意思了。你教我说的话好厉害。三轮雅士当然会兴奋过头，宇智波的当家主爱，那可是连猫婆婆都要正视相迎的大人物。要知道，猫城堡的各种生意都是从和宇智波交易开始的，也没少借助宇智波的渠道，甚至还有宇智波的大量投资。按照宇智波鼬的说法，傅月可是甲方啪啪。结果呢，按照鼬的吩咐，他就能和这么个大人物平等对话，对方甚至是用略低的姿态。想想看，如果最强80后用略显谦卑的口气向你问好，你爽不爽？三轮雅士就爽得不要不要的，兴奋到在草地上到处翻滚。不论有多么兴奋，三轮雅士的情绪渐渐还是平复下来了。然后他就发现了个问题：哟，怎么了？为什么我现在听不到你的心里话了？在心里说话你也听不到了？我猜是因为查克拉和自然能量的传输停止了的关系。我们再试一试。听到了喵？
听到了。好的喵，快停下，身体被撑满了，难受喵。那我收着点，慢慢来。喵呜，还是很难受，再慢点喵。这话有点奇怪啊。怎么奇怪了？好在宇智波优训练有素，只要不是实在忍不住，他就能够及时的控制住自己的脑子，不让那些可怕的念头自动蹦出来，不然他又得挨一顿喵喵拳了。很快，一人一猫就找到了办法，确定了自然能量和查克拉传输的最低量和最高量，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保密性绝佳的沟通方式。尽管是需要身体直接接触，但一人一猫很是满足。特训的人员增加一个，但训练内容并没有任何变化。宇智波优很认真地给4个人进行基础训练，没有任何出格的忍术教学。但止水的加入也迫使宇智波优改变自己训练内容。常规的训练止水已经都接受过，而且掌握得非常熟练，看得出来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既然做出了改变，宇智波优自然要将止水的3观塑造好，让他在未来挽救宇智波家族时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宇智波止水顶在前面，宇智波优就可以安心的修仙，想想就觉得美。想要改变止水的3观，前提得让他服气，认可宇智波优的智慧。接下来教授的内容就很重要了，不能教忍术，那要教什么呢？宇智波优还真的有。他对于查克拉的认知和普通忍者不同，在筑基之后，通过对自然能量的运转观察，确认了很多经脉的特性。而且宇智波优掌握的独特知识可不只是经脉，随着自然能量将查克拉挤出经脉，强迫查克拉散于身体细胞中，他体内的查克拉自然地呈现了另一套运转方式。七脉轮。宇智波优看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回想起了前世的记忆，那是属于古印度的查克拉修炼体系。按照他的记忆，查克拉的运转就是按照七脉轮进行，包含顶轮、眉间轮、喉轮、心轮、脐轮、生殖轮、海底轮，正好和他体内的查克拉环形运转体系一一对应。只不过宇智波优体内的查克拉脉轮虽然也是7个，位置也对得上，但其中5个都是小且无色透明的转轮，只有最下面的海底轮和肚脐眼的脐轮有色彩。海底轮不但呈现明亮的红色，而且是最大的一个脉轮。肚脐眼的脐轮呈现黄色，亮度和大小都比海底轮差很多。通过对七脉轮的运转观察，宇智波优弄明白了许多查克拉运转的技巧，那都是传统模式下所不能察觉但却真实有效的技巧。他将部分相对简单的技巧挑出来，传授给宇智波止水和3个下人，指导他们做出相应的练习。仅仅几天，所有人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而且进步是全面的，跳得更高，跑得更快，爆发力和耐力都变得更强，就连忍术的威力也明显增加。要知道，这可是没有增加查克拉的消耗，也不是对具体数的优化，仅仅是查克拉运转的方式和习惯进行微调，性价比高的不可思议。只是教的人和学习的人太年轻，都不知道这些知识的价值。4个人为自己的进步感到高兴，另一个则为自己洗脑初步成功开心不已。忍界的传统文化影响下，能够在提高实力方面提供切实有效建议的人，会被默认是智慧超绝的存在。而像宇智波优这样，不但能够提出有效建议，还能做出很有说服力的体系化的解释的人，是会被视为权威的。3代火影的权威就源自于忍术博士的头衔，源自于他的3个影级徒弟，而不是他横压团藏一头的实力。毕竟猿飞日斩已经很久没有杀人的战绩，最近的也要追溯到第1次忍界战争，那都是快25年前的事情了。甚至他最后一次战斗都发生在2代火影战死的那一天，那一战飞长不光彩，因为火影牺牲了，影卫队却全员幸存。宇智波优现在当然不能和3代火影比，但他的实力高于眼前的4个人，他的知识丰富且有奇效，在这个小范围内绝对算得上是权威。借助这点权威，他的话更容易被认可，就这么一点点的灌输，一点点的改变着3人的3观。唯独宇智波带土不受影响，带土的思维模式绝对奇葩，就算是在狂笑4杰中，他也是最不讲理的那一个。而且宇智波带土有一颗无敌的恋爱脑，这个大脑的运行逻辑和琼瑶奶奶惊人的一致。爱情，唯有爱情才是真理，在爱情面前，他的善良、怜悯不值一提，甚至他的尊严、人格、人性也都没有丝毫价值。至于他本来就不在乎的他人生命、家族命运、村子的兴衰，就更不重要了。毁灭世界，挽救失去的爱情，理所当然。所以在目睹林死亡，他能立刻下定决心灭世。在他的逻辑中，人类失去生命算什么？他带土可是失去了爱情了。训练结束后，自然是各回个家。回家的路上，3轮雅士兴奋不减，通过查克拉和自然能量连接，向宇智波优反复倾诉着他的感慨。说着说着，狸花猫声音变小了，他就感到了为难。怎么了？接下来怎么办喵？你让我说的，我会将仙术传授给猫城堡的同伴们，我哪里会喵？现在我还是糊里糊涂的喵，怎么教给别人喵？我教你啊，然后你教其他猫咪。哟，你说过的，你修炼的不是和我不一样的喵，怎么教我呢？能爹，你放心好了，喵，我相信你。宇智波优的仙道前途不明确，查克拉七脉轮同样不成体系，但仙术查克拉的修炼体系在他面前已经毫无秘密可言。没办法，实在是太简单了。形成仙术查克拉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2个，怎么吸收自然能量，以及怎么控制融合比例。最要紧的就是需要严格的控制自然能量，绝对不能超过体内提炼的查克拉，一旦超出，自然能量就会占据经脉。与完成了100日筑基逐步适应的宇智波优不同，忍者和忍兽的经脉适应了查克拉，就无法适应纯粹的自然能量，因此会到处泄露，引起身体的异变。当然了，为什么会异变，宇智波优并不清楚。明明自然能量平时也是微量的存在于人体，真正没有自然能量的人，只能是死亡超过4个小时的尸体。也许是剂量问题，
这是宇智波优列给自己未来琢磨的问题之一。与糊里糊涂的妙木山蛤蟆和龙地洞大蛇不同，宇智波优知道了问题所在，修炼仙术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具体到忍猫身上，关键就是要营造一个自然能量活跃度高但浓度不高的环境，使得忍猫可以轻松感知并吸收自然能量，又不会吸收到超出自身查克拉转化的量。其实问题也不难解决，第一步是通过封印术制造结界，用作修炼的房间，让忍猫们完成仙术修炼。第二步则是稚嫩的猫仙人走出修炼屋，适应外界不活跃的自然能量。相信修成了仙术的猫仙人们能够回头克服这个起步难题。当然了，吸取自然能量过量的问题不会存在。三轮雅士惊喜地赞叹道：“哟，你说的好清楚喵，我居然听懂了喵。可是我当时是怎么修成的喵？”宇智波优想了想，回答道：“你当时在我怀里，我在筑基的时候吸聚了整个木叶村的火属自然能量，浓度高到你能够感受并吸收。因为你争夺不过我，因此没有出现吸取过量的情况。其实我设计的修炼方案就是源自于你啊。”谢谢喵。不客气，那我以后叫你梨花酱。不许喵！激动的三轮雅士大喊了一声，吓了宇智波优一跳，也吓到了满大街的路人。人们看到是可爱的三轮雅士，纷纷投来了宠溺的目光，纷纷笑着打趣道：“哟，你又惹三轮小姐生气了？忍猫大人，狠狠地揍她，不要客气，我们不心疼。忍猫姐姐，小鱼干你要吃吗？去，臭烘烘的小鱼干有什么好吃的？我这里的鲜鱼才配得上忍猫大人。”三轮雅士摆出了一副骄傲的样子，暗地里却悄悄地又和宇智波优连接了心灵。快走喵，快走喵，好丢猫！走去哪里？回家喵！不能回家喵！我们要去市场买食材，我答应你的。佛跳墙喵！骄傲的梨花猫想起曾经品尝过一次的美食，顿时口水分泌，喉头涌动吞咽，再也顾不得什么丢猫脸的事情。走，买食材！我可记得你说过的食材，每一样我都没有忘记。三轮雅士就像绕口令一样，将一连串的食材名字报了出来：海参、鲍鱼、鱼翅、干贝、鱼唇、鳖裙、鹿筋、鸽蛋、鸭胗、鱼肚、花椒、瑶柱、鸽子、排骨、蛏子、火腿、猪肚、羊肘、蹄尖、蹄筋、母鸡、鸭腹、鸡胗、鸭胗、冬菇、冬笋。还有什么是我忘记的喵？宇智波优举起大拇指，赞叹道：“一个不差，一个不少。2年前和你说过一次，居然记得清清楚楚，连我当时贯口的节奏都一丝不差，了不起！我厉害的喵！梨花酱，那前天我请你帮我从猫城堡带回来的东西呢？喵，有吗？你又让我带东西，就算没有吧？喵，肯定是你记错了，本喵才不会忘记呢。佛跳墙的食材非常多，而且很多食材根本就没有，宇智波优找的都是替代品，然后强行命名为前世的名字罢了。比如鲍鱼、鱼翅、鳖裙、蛏子、冬菇都没有，而是另外选择了类似的食材，甚至连鸭子也不对，另选了一种脂肪厚实的水鸟。佛跳墙嘛，本质就是海陆空全炖，只要保证能选出合适的干海物、母鸡、动物精3类食材，熬制出合格的浓鲜高汤，其他的食材都无所谓。3类食材中最麻烦也最重要的就是干海物，绝对不能用新鲜的食材代替。不过木叶村位于内陆中心，想吃生猛海鲜也没有办法。干海参、干鲍鱼泡发需要时间，宇智波优记得是5天以上，但在忍界环境不同，1天刚刚好，多了就会发过头，这可是损失了1万两食材得到的教训。但无论如何，今天是绝对吃不到了。宇智波优将需要最长时间的干海物泡上，就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他向三轮雅士解释了一句：“今晚上要持续干活，所以我们简单吃一顿，就做个熏鱼蔬菜饼好了。”没问题喵，都行。梨花猫的眼睛盯着泡发的水盆，根本挪不开眼睛。铲屎官说了什么，他可能并没有听到。宇智波优笑了，他找出熏鱼、鸡蛋、豌豆、胡萝卜4种食材。熏鱼、豌豆和胡萝卜分别煮熟，混合在一起后，加入打散的鸡蛋，搅拌成均匀的糊状，捏成小饼，在铁锅上煎至金黄，就大功告成。宇智波优做了满满一大盆的鱼肉蔬菜饼，另外搅和了一锅面汤，还有一碗咸蒜拌子佐餐。能够到嘴的美食，终究打败了泡发中的食材。三轮雅士和宇智波优美美的享受了一顿。吃完饭，三轮雅士首次提议道：“你去准备，我来刷碗。”算了吧，上次让你刷碗，是我大意了。我可不想再买一套新的餐具，今天晚上要用的。那我干什么？梨花酱，你的工作可不少呢。喵，我不叫梨花酱，算了，佛跳墙，小声。佛跳墙的本质是大乱炖，只不过炖煮材料错落有序，因此产生了鲜味的极致叠加。核心要点在于选材和火候，不同的食材前置准备时间不同，因此需要按照时间开始炮制或泡发。吃饭前泡发的干海参和鲍鱼，在刷碗后就初步软化了。宇智波优开始了初步的处理，将海参剪开，去掉藏在里面的沙子、嘴和牙；鲍鱼再次清洗，抠掉嘴和腮，然后继续浸泡。此时正好该处理花椒，凉水入锅隔水蒸10分钟，激发出花椒的香味后，立刻取出冲凉，确认彻底凉透后，更换新的井水泡制。这时候一把姜片是绝对不能少的，因为这一批的花椒来自波之国，完全不知道鱼鳔取出后是怎么晾晒的，腥味大得异乎寻常。没有做足去腥的工作，怪异的腥味能毁掉所有的工作。到了晚上10点左右，开始处理鱼唇。这玩意其实是大鱼的头皮，天然具有很好的防水特性，因此需要用温水浸泡。处理好鱼唇，坚持陪着他的梨花猫已经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整只喵就像没有骨头一样垂挂在宇智波优的肩头。好了，现在工作暂时结束，梨花酱去睡觉吧。喵，不要，虚弱，别坚持了，
泡发响螺的工作需要到明天4点，中间完全可以好好休息，不能熬夜哦。明天看火的工作还得靠你呢，一定要养足精神。喵！安顿好三轮雅士，宇智波鼬悄然离开了家，向着家族的守藏室走去。所谓守藏室，就是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3者合一，是宇智波家族最重要的底蕴。可惜目前只有宇智波鼬是这么认为的。宇智波家族大部分人对于守藏室非常不重视，尤其是在前任族长宇智波斑席卷忍术资料和宝物叛逃后，没人觉得这里还有什么价值，因为没有人愿意重新整理，干脆将所有被宇智波斑挑剩下的东西堆在一起，当做杂物室或者垃圾房，不管不问。负责守藏室的人长期缺位，直到宇智波鼬发现并接手过来，守藏室才在他的整理下渐渐恢复秩序，而他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海量的知识。打开守藏室的锁，推开沉重的厚度达到1尺半的石头大门，一股淡淡的臭味就散发出来。这是混合了羊皮、古代原始墨水、干涸血迹、骨片、龟壳、树皮等等奇奇怪怪的文字载体的味道，相当的具有冲击力。宇智波鼬也不喜欢这个味道，但他能够忍受。在这个任何娱乐对他来说都无趣的忍界，他已习惯了阅读带来的乐趣，在这些固执堆中寻找宇智波历史上的趣闻，是他在认识三轮雅士之前为数不多的乐趣。18岁的宇智波鼬在这个小小的守藏室内已经度过了14年来大部分的夜晚。当初他的肉身父亲还未嘎掉，也是常常不着家的忙碌忍者，在家里待着还不如在这里有趣，也不如这里安全。用了足足14年，宇智波鼬终于将所有的资料分类整理，另行抄录为24份大型卷轴，分门别类地记录了所有的前人遗泽。这24卷卷轴内容包括前辈们自身战斗的感悟、罕见的查克拉现象、查克拉研究的感想、血迹现界开发的灵光、仙术力量的尝试、自然能量的猜测。宇智波鼬自诩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会因为换了个世界，有了超凡力量和所谓的神就崩溃。那些看到超出理解的现象就高呼科学已死、物理学不存在了之类的家伙，其实不过是机械唯物主义者。他们崇拜的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而是具有现实力量的科学成果。对于宇智波鼬来说，无论是超凡力量还是神，只要实实在在的存在，那就是可以通过观察、分析、总结去认知了解，最终掌握的有趣或有利的东西。但是，一切分析总结的前提是观察，以及通过观察获得的足够多的信息。而在守藏室中，满满当当的都是信息，珍贵的甚至是不可复制的信息。正是有了这些信息，宇智波鼬才能真正走上仙道，而不是在感应到自然能量后死于自然能量的侵蚀。宇智波鼬点亮了守藏室内的照明人居，在明亮的灯光下，分辨抄录最后一部分尚未整理的原始资料。这些记录在丝绸上的文字和图案，经过数百年时光的消磨，就连丝绸都已经破损不堪，上面记载的文字更是缺笔少画，辨认起来非常困难。很多时候，宇智波鼬都是连猜带蒙的记录，甚至不得不将原始的文字缺损样式描绘下来，记录为存疑，以便之后慢慢的研究。抄录完毕后，宇智波鼬还要认真阅读，仔细分析，将其分别归类到相应的分类卷轴中。等到忙完了今天的工作量，时间已经是早上4点20分。匆匆赶回家，看了看还在熟睡的三轮雅士，便继续佛跳墙的材料制备工作，将响螺切片，然后反复清洗，确认洗净后浸泡到新的井水中。然后宇智波鼬将干贝、花菇等材料取出，清洗浸泡，又将蹄尖、蹄筋、鹿筋、猪脚等肉质食材浸泡去血水。直到早上6点半，所有的材料准备工作终于完成。开火，开大火！鲍鱼打花刀，鲜虾去头去虾线，鹌鹑蛋凉水煮熟剥壳，猪蹄一分为4，汤骨斩大块，母鸡去除内脏鸡头屁股翅尖和蹄尖、蹄筋、鹿筋一起冷水下锅，加入姜片、花椒粒，大火开水后撇去血沫。宇智波鼬小心翼翼地将所有的血沫撇干净，这一步也是不能马虎的，丁点的残留就能让最终成品香味大打折扣。确认滚水已经彻底干净，就将柴火撤出大半，封堵入封口，改小火，将水加到满意，慢慢的吊高汤。起油锅，油热下，鹌鹑蛋炸至虎皮纹捞出，将锅洗净后注入冷水，下姜片、葱香料、料酒，等到水开就是考验技术的时刻。鲍鱼、海参、虾肉飞水，响螺片、花菇、花椒、鱼唇依次焯水处理，时间很关键，少则去腥不彻底，多则提前出味，影响滋味融合。找到家里最大的罐子，将猪蹄、大骨马放在罐子最底部，然后是花椒、鱼唇、响螺片，之后是鹌鹑蛋、鲍鱼和海参，放入高汤、酒。可惜的是，忍界没有花雕，清酒也不合用，只能使用烧酒，少了5分香醇，多了3分爽利。等到开滚，加入盐、白糖、酱油搅匀，按照顺序快速加入海参、鲍鱼、花菇、鹌鹑蛋、虾，兑入高汤，蒙上多层纱布，再扣上瓷盆，尽量减少蒸汽泄漏。最后将罐子架到火上，开始小火慢熬。此时三轮雅士已经醒来，目光炯炯地盯着瓦罐，眼神中充满了火焰。接下来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全都交给你了。放心喵，保证不会让火变小冷了汤，也绝对不会让火大了锅。可千万注意，汤一冷，味道就再也没法合一，鲜味不能达到巅峰。锅遇了，食材就会翻滚，打乱了柔和的上下顺序，滋味同样会变得古怪。放心喵，三轮雅士不是笨蛋。笨猫，我是担心你不知道吗？我担心的是你被味道打倒，神魂都被吸到瓦罐里，忘记看火呀。才不会喵，上次不算喵，上次也不能算。本喵这次不会了，本喵已经是猫仙人了。好了，我相信你。河边训练场基础的体力训练后，宇智波鼬安排了个人的训练计划，
然后紧盯着宇智波止水。止水在这里的查克拉稍微停顿一下，然后向左偏移一点点。优大哥，我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在过去的忍者训练角度上看，你在这里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我看来，则是可以改进的地方。是，优大哥，改得不错，有什么感觉？得持续的注意这里，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宇智波带土顿时乐了，也许是觉得终于抓住了宇智波优的错误，狂笑着说道：“特意修改都没有什么感觉，肯定是错了呀。”宇智波优什么都没说，反倒是信一将带土拉走。带土生疏的时候都没有特别的感觉，熟练了不就变得更快更强吗？啊，居然是这样！带土大惊，梗着脖子质问道：“哟，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只交给止水弟弟，不管我们啊？你这个大哥当的不对劲吧？”宇智波优瞥了他一眼：“你没时间学了，带土，你们整个小队还有木叶村所有10岁以上的忍者都没时间了。你在说什么？这种修改和本能的习惯不同，需要足够的时间慢慢养成新的习惯，起码需要2年才能完全不用分心。战争就要来了，没有时间了。”所有人都沉默了，然后加倍努力的训练起来。到傍晚训练结束，宇智波止水拉住了装作要离去的宇智波优，这让他心中十分满意，不枉今天拿出这么重要的技术。止水，你有什么事情吗？优大哥，我有些问题想要问你。很多问题吗？就是今天您教我的那些查克拉技巧。挺多啊。宇智波优心里想的已经完全是家里的大瓦罐，还有那只很容易在香味吸引下失神的狸花猫。那你跟我走吧，我们一边走一边说，正好家里做了好东西，请你吃顿好的。宇智波止水一愣，想起族长吩咐的要和宇智波优搞好关系，还有刹那长老说的尽量和猫仙人三轮雅士见面的要求，于是他点头答应了下来。优大哥，你现在的实力很强很强的吧？止水小弟，哪个人这么跟你说的？我的实力要是足够强，那就该像是奇木卡卡西那样成为上忍才对。可是您知道的这么多，才2天我就能感觉实力变强了不少。那是你的天赋好，你看你的带土哥哥，我说的口干舌燥，他还是不会踩水。带土哥他，哎呀，他是例外。对了，查克拉的运行技巧您是怎么发现的？族内好像完全没有这样的知识。有的，怎么会没有？我又不可能凭空想象。在家族的收藏室内，有宇智波家族历代先人的各种记录，其中不少强大的忍者都记录下了查克拉运转中的限制。竟然是这样，家族还有这样的好地方，我居然不知道呢。因为这个地方很多精华的资料都丢失了，具体原因等你长大了去问族长。我找到的这些知识隐藏在无数的记录中，寻找的难度很大，不经整理很难发现这些宝藏。优大哥你能找到，肯定是花了不少时间呢。当然，我4岁就在收藏室看书了，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止水，我教你的查克拉运转技巧很重要，一定要坚持修炼啊。优大哥放心，我不放心。你小子最大的问题就是耳朵根子软，谁说你都信的？信不信回头刹那长老就能把我教的东西说得一钱不值？坚决反对你训练。宇智波优拿手指揪住了止水的耳朵，说道：“我现在就能知道，到时候你一定会犹豫。”呵呵，才不会。好啊，我们打个赌，你要是犹豫了，未来就要满足我一个要求。如果你没有任何犹豫，坚定的相信我，我教你一个很酷很厉害的忍术。好，一言为定。我赢定了。训练结束，宇智波优邀请止水去他的家，理由就是美食。宇智波止水欣然同意。走到族地附近，止水惊讶地发现，所有人都会和宇智波优打招呼，他也能叫出来所有人的名字。宇智波优甚至能准确猜到某个调皮男孩藏在哪里，带着男孩母亲一下找到了这个小笨蛋。那个孩子因此获得了一段完整的童年体验。宇智波优则收获了一通哄堂大笑，还有童音的骂骂咧咧。宇智波止水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这一切，眼神中的羡慕几乎能流淌出来。止水为什么被所有人看中？因为他的爷爷叫做宇智波镜，更是因为他此时就是个天才。但最重要的是，他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很有用，而且好控制。宇智波家族几位高层的做法，大抵就是3代火影对漩涡鸣人玩弄的把戏，只是没有那么恶心。他们是骄傲的宇智波，做不到夺走孩子的财产，把孩子逼到绝境，再用一点点小恩小惠去收拢人心，那太下作了。傅岳、刹那、四方、千座、秀行，他们通过灌输自己的理念，希望止水认同自己的观念，成为自己阵营中的未来之星。但不得不说，他们一帮老头和一个比老头更保守的傅岳，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思想有多么陈旧，态度又是多么的居高临下，灌输时会引起孩子们多大的反感。别看3代火影做法卑鄙，但人家舍得放下身段，用服务的态度对孩子打感情牌、打理想牌，尤其是黑白对错分明的2元分法，更是有效的降维打击。难怪止水又这些天才都成为了人家的人。宇智波一族的高层没有跟上时代，注定是要被时代淘汰的。但是宇智波优却不认为宇智波一族需要通过灭族这种惨烈的方式被淘汰。木叶村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其乐融融的气氛在靠近家后彻底消失了，整个街区的气氛十分紧张，甚至有人对着宇智波优大吼：“优，肯定是你干的好事！”这气氛转换的太快了，宇智波优和宇智波止水的脑子都没有转过来。啊！宇智波优的个子更高，马上就通过空气中的味道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充满歉意的陪笑道：“手烧大叔，对不住啊，真是对不住。虽然我家做的不多，但至少还能分出来一些汤，大家都有份啊。”满脸怒容的宇智波手烧立刻变脸，有汤就没事了。你小子做饭怎么能这么香呢？做的香也就算了，你自己把门窗关好，自己偷偷吃不行吗？非要弄得满街都是味道，还让不让人活了？你看我家的宅子，
哭着闹着就要吃你家的肉，我做的肉都不吃了。就是我家现在也是闹翻天了，孩子他爸扫帚把都打断了，也镇压不住。宇智波优赶紧卑微的赔礼道歉，抱歉抱歉。宇智波止水，几乎所有的邻居都跟着宇智波优来到了他的家，推开没有上锁的大门，所有人都看到了门窗紧闭的房子，尤其是厨房那里，除了冒着丝丝烟雾的烟囱，更是关得死死的。宇智波手烧顿时惊讶道：“哟，你煮那个什么跳墙了？”“是的。”“哎呦，完蛋了！”随着消息传开，邻居们顿时一片哀嚎。这让我们以后怎么吃饭啊？是啊，接下来1个月吃什么都难受。哟，以后再做这种东西，提前跟我们说一下，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宇智波优能说啥？他只能哈哈的笑着，快步向前推开了自家的房门，顿时一股奇香从房子里冲了出来。说来也奇怪，真正的佛跳墙在煨制过程中应该是几乎没有香味冒出的，但在忍界这味道就是盖不住，就像能够穿墙一样渗透到街道上。有一点是相同的，做好之后揭开密封的容器，真正的香味才会迸发出来。现在这些味道不过是前奏，但这已经够要命了。所有人都在伸着脖子用力的吸气，试图尽量多的吸到空气中的味道，那是让人为之发狂的感受到饥饿感的味道。个子矮矮的止水终于知道大家为什么是这反应了。小孩子对美味更加没有抵抗的能力，口水不受控制的溢满了嘴巴，只能一个劲的吞咽。喵，大家都来了呀！三轮雅士迈着优雅的步伐从厨房走了出来，看来味道已经散出去了呢。我们只是来讨口汤喝。哎，对啊，喝汤就足够了，可不敢吃肉。上次我家孩子不知道轻重吃了肉，整晚都在流鼻血。我这个成年人也是一样的，何况孩子，喝碗汤就好了。嘿嘿，新婚夫妇可以来2块肉。宇智波优不是第一次做佛跳墙，他和三轮雅士早就准备好了。之前吊那么多的高汤，特意选一个最大的瓦罐，就是为了现在这一刻。宇智波优走进厨房，确认三轮雅士已经熄灭了炉膛中的火，便直接揭开了大瓦罐的封口。伴随着白色蒸汽冒起，酒香带着无比霸道的冲劲，毫不客气地冲入人们的鼻端。酒香还只是个前锋，顺着酒味，来自大海、海风、陆地、空中的动物鲜香汇合在一起，如同一支规模宏大、组织得当的大军，直直杀入每个人的心脾。瞬间，整个房间和院子变得无比安静，没有人说话，魂都要飞了，哪里还能说话？宇智波优取来大勺子，盛出来汤浓色褐、厚而不腻的美味汤汁，大声地喊道：“手烧大叔，回魂了，我要分汤了！”宇智波手烧哦的一声回了魂，忙不迭将手里的碗递了上去。其他的邻居也纷纷回魂，自动地排列成队伍，期待着能够分到了自己的那一份。佛跳墙吊高汤的主材中，据说母鸡是没法吃的，因为肉都被煮得粉碎，也没有味道了，营养更是都在汤里。但这就是扯淡，不过是故作高雅的小资饭。鸡肉再烂也是肉，和汤汁融合在一起的鸡肉碎，香着呢。所以每人除了能够分到1碗汤，还能得到1小碗鸡肉碎。分到汤的人首先会深深地吸一口气，沉醉在汤色的美味之中，难以自拔，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家的碗，迈着小碎步回家去。不过10几分钟，所有的邻居都离开了，他们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礼物，有手烧家的烧饼，也有新鲜的蔬菜、大米、面粉、豆油等生活日用品，甚至还有一件给三轮雅士准备的小衣服，被梨花猫嫌弃的不要不要的。这做工真是粗糙，左边的针眼都不均匀，还有这颜色怎么能是蓝色呢？本喵的毛发可是蓝黑色虎斑，不搭呀。三轮雅士咕哝着，满脸都是嫌弃的表情，尾巴却摇摆的如同波浪一般。宇智波家的忍者有不少是养乌鸦的，但每个宇智波本质都是猫奴。止水一看就知道，三轮雅士这位猫仙人只是在嘴硬，其实开心的都要爆炸了。梨花猫果然没有丢掉那件衣服，而是小心翼翼的叠叠好，放到了属于他的柜子中，压到了最下面的隔层。宇智波优没有管礼物的事情，他现在很饿，想吃饭吃肉。火属性的自然能量运转到双手，宇智波优双手抱住巨大的瓦罐，将它搬到了客厅的餐桌边上，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准备碗筷、米饭、爽口的蔬菜，做好了吃饭的准备。止水，尝尝我的手艺，不要客气。优大哥，我吃这个没有关系吗？放心，你虽然还不是忍者，但已经接受了足够多的训练，还提取出了查克拉，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吃，只管吃，一点问题都不会有。宇智波止水不再犹豫，夹起一块鲍鱼，狠狠地咬了下去。酒香与各种香气混合，刺激的味蕾疯狂运作，鲍鱼肉软烂通透，用舌头轻轻一抿就能化在嘴里。但这肉烂而不腐，口味无穷，也不知道吞下去的究竟是鲍鱼肉还是自家的舌头。太好吃了！不要光吃肉，端起碗来喝一口汤，这汤也是无上美味。听话的止水立刻端起比他头还大的碗，稍微吹凉了一下，就喝了一口包含胶质的浓汤。宇智波止水就如升云端，整个人灵魂出窍一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等到他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所有的食物都已经吃光，面前更是堆放着一堆猪骨头。但最大的感受却是他自己的肚子圆滚滚的，胀到疼的，却又无比的满足。啊，腰带什么时候解开了？这一定是忍界最好吃的美食，绝对是。那当然，优的厨艺天下无双喵。三轮雅士满足的趴在桌子上，斜着眼睛看宇智波止水，将嫌弃的感官隐藏起来。他也吃撑了，趴着肚子就有些难受，很想横躺着让铲屎官给自己揉揉肚子，那才是真的舒服。但止水在家里，三轮雅士就不能不顾及自己的尊贵身份，必须端起猫仙人的架势，无法随意的享受。突然止水的脸变得通红，原来宇智波优拿来了垃圾桶，开始打扫卫生，而桌子上只有他的面前才有一堆骨头。
他刚才被鲜美的汤汁冲得断了片，现在只记得一种感觉，那是吃了很多东西，吃的绝对美味的感觉，却完全记不起来自己吃了具体什么东西，更记不得自己吃了多少东西。现在止水看到只有自己面前有骨头，他不由得怀疑是不是自己把东西都吃了。不好意思的止水尝试站起来，接替宇智波优打扫卫生的工作，奈何肚子实在是太撑了，不允许他站起来。宇智波止水反复挣扎，却绝望地发现自己只能保持一种极其不雅观的瘫坐姿势，这让他更加的愧疚。抱歉，我可能吃的太多了。不多喵。三轮雅士指了指止水面前的海碗，不屑地说道：“你只吃了3碗肉，米饭也只吃了1碗喵。啊，我竟然吃了这么多！切，这么点饭量算什么多？连我和优的零头都不到。可是骨头，只有我这里有这么多骨头。”三轮雅士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和你无关，我不喜欢吃猪蹄，当然不会有骨头留下。而优吗？他吃肉是不吐骨头的。啊，哎，这家伙的饭量越来越大了，需要一点硬货填充肚子，只有把骨头都一起吃掉，才会有足够的饱腹感。狸花猫控制不住骂了一句：“变态！”止水。饭后，宇智波优还在收拾，三轮雅士则无聊地玩耍自己的尾巴。他看到乖宝宝止水在揉自己肚子，突然想起了铲屎官的预言，这个宇智波止水在未来会成为很厉害的忍者，并且觉醒万花筒写轮眼。也许我应该相信优，那就可以增加一点投资喵。三轮雅士摆动尾巴，很快就下定决心。他突然开口提醒止水道：“现在提取查克拉。”啊！宇智波止水一愣，但这个乖宝宝立刻按照猫仙人的吩咐执行。好的。就在这一瞬间，他的查克拉就充盈流动起来，马上就感觉到了不同。随着查克拉从细胞中被榨取出来，肚子里开始发热，热流迅速扩散到全身，让止水有了自己正在泡温泉的错觉。平时提取查克拉后出现的虚弱感受，在热流经过后立刻就消失了。宇智波止水惊讶万分，忍不住尝试了再次榨取，查克拉真的被提取出来了，而且也没有之前反复尝试时出现的负面反应。三轮雅士就趴在桌子上，距离止水不到1米，止水的动作自然被狸花猫发现，也确认这小子发现了身体的异常。这么小的宇智波家孩子一定被反复教育过，2次压榨细胞在成年之前是严格禁止的。三轮雅士赞道：“优说的对，你的天赋真不错。注意不要让查克拉散掉，更不能使用任何忍术，就尽量保持在身体的经脉中运转。”是，对，非常好。优是不是教过你查克拉运转的技巧？好极了，就按照那些技巧运转查克拉，不要怕慢，这回你又不需要战斗，也不需要练习忍术，慢慢来，保证路线和动作绝对准确。很好，好极了，保持住。现在应该感觉到了喵。宇智波止水惊喜地喊道：“是的，雅士大人，我感觉到了，我的身体正在被查克拉滋养，缓缓地变强了。虽然查克拉的效果也就一般般，比不得仙术查克拉，但总比苦哈哈的锻炼更强。”止水的惊喜更加浓烈，这是猫仙人传授的秘术啊，效果竟然是如此的强大，真是从未想象过的强大。三轮雅士大人，感谢您的慷慨。这不算什么，我得问个问题，你家有钱喵？钱？我家还算是有钱，能天天吃肉喵？狸花猫认真的上下打量了止水，补充道：“我的意思是，每天至少吃2次肉，每次1公斤以上，能不能吃得起？”宇智波止水小大人一样皱眉，甚至掰着指头算了算，这才回答道：“我家的钱不少，每天在秋道家的烤肉亭吃2次，绝对是够的。”三轮雅士被吓了一跳，这也太有钱了。宇智波优也是心里一惊，万万没有想到宇智波止水居然是狗大户，他感觉自己就像是遇到了骆驼的兔子，心中不由自主地滋生做生意的冲动。其实这才对头，木叶43年的宇智波家族实力强大，体系完整，更没有在灭族之夜遭到火影的洗劫，族人的生活水平普遍高于木叶村民，忍者的生活水平高于木叶忍者平均线许多。止水是宇智波镜的孙子，就算他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在宇智波家族的庇护下，谁敢侵吞他的财产？怎么可能没有钱呢？对比宇智波佐助这个孤儿的待遇，想学个忍术都得祈求奇木卡卡西的施舍。虽然没有像鸣人那样过着赤贫的生活，但留给他的那点钱可真不够看的。三轮雅士点点头，那就好，只要有足够的肉吃到饱，这种修炼方法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勤加修炼，你很快就能体会到进步了。宇智波止水连连点头，对今天的收获满意的不得了。当然，想要达到今天的效果，那是不可能的。毕竟优的厨艺真不是秋道家的胖子们能够比的。今天的这道菜中蕴含的营养和能量，绝不是等重的烤肉能比得了的。你心里要有数喵。宇智波止水回应道：“我知道了，感谢您的提醒。继续修炼喵。”是。宇智波优根据筑基的自然能量运转总结出来的修炼法效果很强，短短20分钟过去，止水鼓胀的肚子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在离开宇智波优家前，止水甚至腾出了肚子，吃了几块水果消解油腻。从此木叶村又多了一个大胃王。天色很晚了，宇智波优亲自送宇智波止水回家，避免出现什么万一的情况。在路上他提醒止水道：“猫仙人的修炼方法可以告诉族长，也可以告诉几位长老，但其他人你就不要说，让族长他们做判断。”是。另外，这个修炼法的效果极强，但并不能完全取代体能训练，该有的锻炼不能停，只有齐头并进才能获得最大的成长。原来是这样吗？我明白了，我会坚持体能锻炼的。两人就这么说着修炼的事情，很快到了止水的家。这是一个3进的大宅院，甚至门前还有忍者充当门卫。哇哦，你家真不错。宇智波优笑着打趣道：“那么明天不要迟到了。”宇智波止水突然开心的笑了，
宇智波优果然是与众不同，看到自家的大门，竟然只是毫不在意的感慨一句，不像之前结交的朋友，只要知道了自己的情况，就会立刻变得畏畏缩缩，再也做不成朋友了。知识渊博，见识丰富，性格温和，人缘无敌，实力强大。宇智波优不愧是唯一猫仙人看中的唯一契约者，果然是非同凡响的杰出人物。优大哥，怎么？非常感谢您的款待，感谢您的教导，我今天的收获实在是太多了。你我都是宇智波的血脉，既然有缘相识，那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嗨，我明天不会迟到的。好啊，明天见了。当所有事情都在正规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飞快，转眼间2天就过去了。在这2天中，林和信一相继完成了踩水的训练，除了负重踩水，宇智波优开始教他们一些战斗的技巧，纠正一些很要命的多余动作。至于真正的战场生存技巧，那肯定是不教的，毕竟宇智波优自己会的不适合接下来的大规模战争。虽然在守藏室中看到过大量的记录，但也是以战国时代的技巧为主，很可能不适合现在的战争模式。这种未经验证的东西，要是交给3个下人，那不是坑人吗？扑通，我100人民币井号@@，在宇智波带土的败犬哀嚎噪音中，宇智波优无奈地转头看向河面，这是第几次了？止水捂住嘴巴，强忍大笑的冲动，第14次了。我们是8点半开始的，现在还不到9点。带土这小子，他瞄的不是心猿很难降服，他就是猴子派来折磨我的。宇智波优惑地站了起来，一个闪身就来到了河面上，一把将带土从水里捞了出来，不等带土发出他特有的傻笑，就把这个家伙丢到了岸上。宇智波优的动作让带土发出了惨叫，啊，我下次会成功，我不要。不，你要的负重体能锻炼。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带土的惨叫，将40公斤的负重套到他的身上，最后贴心的小声说道，要是敢不听话，我就得连做整个小队了。带土，你也不想林陪你一起负重跑步吧？他的身体那么柔弱，你是恶魔吗？不，我只是在被你逼疯和把你累傻之间，选择让你辛苦一点。宇智波带土闭上嘴，眼睛里冒出了火，却不敢骂出来，生怕宇智波优又拿他犯错的理由去处罚林。看到带土敢怒不敢言的样子，宇智波优感觉好多了。木叶村围墙一圈，去吧。看着怒气冲冲跑出了训练场的带土，止水忍不住担心起来，带土哥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他这样跑会不会受伤啊？宇智波优看了一眼就不再放在心上，不用担心，这样子的速度还在他的承受范围内。啊，止水啊，你可不能小看带土，某种角度上看，他的天赋还在你之上，只是他的心太活跃了，无法将天赋展现出来。真的吗？止水惊讶万分，忍不住看向带土。直到宇智波带土消失在森林中，他也没有看出来那个跌跌撞撞的身形究竟哪里有天赋。别看了，把我教你的动作再练一遍，让我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是，专心点，别想带土的事情了，等他跑回来，只要有心就能一眼看出来的。是，不得不说，宇智波止水的天赋真是肉眼可见，这一遍的动作就是比上一遍熟练流畅，进步的速度不要太明显了。宇智波优也不得夸奖起来，虽然不是完美的表现，但以现在的状态而言，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了。先别高兴，接下来我还得看看你在查克拉提取和留存上的表现。是，这是宇智波优对待查克拉的态度与其他忍者完全不同的地方。正常的忍者对于查克拉都是随用随取，临到使用的时候才榨取细胞，然后混合精神能量后再用于战斗。但宇智波优认为这样太慢了，而且骤然榨取的猛烈操作对身体也非常不好，很容易造成问题损伤。经常战斗在一线的忍者，哪怕是认真保养，也都是五劳七伤，比如土影大野木。安心蹲在后方的忍者，就算是烟不离手，还是活得健健康康，比如3代火影。宇智波优认为，查克拉要做到有序提取、长期储备、平时养生、临战爆发，这才是完备的体系。只靠临战爆发是急功近利的邪道。忍界流行的是霓虹金文化，急功近利不足为奇。而且忍者这个职业的名字就很有说服力，能够忍受一切的人就是忍者。要使用查克拉，首先就要忍受查克拉运转时体内不可避免的疼痛。从小训练的话，随着时间过去，忍者的身体就会适应，疼痛感就会下降，甚至会习惯于这种疼痛，没有反而浑身不舒服。但他宇智波优就是接受不了，哪怕这种疼痛都没有川菜对菊花的打击疼。为什么明知道自然能量很危险，宇智波优还是冒险吸取自然能量？首先是前世的世界观中，修仙是最高大上的超凡之路，有机会不试一试，那还能算是炎黄种吗？但能够坚持到发现火属性无害，则是因为少许自然能量就能够缓解疼痛，那种遍布全身，如同风湿性关节炎的银疼。宇智波优指点止水调整的技巧，全都是消除痛感的关键点，还能消除查克拉的伤害性副作用，还能长期留存查克拉在体内，让身体最大限度与查克拉相适应，增强查克拉的输出功率和可控性。忍界的传统认知中，查克拉是杀人的超凡力量，哪怕是医疗忍术也是损耗寿命才能治疗伤势。但宇智波优认为这不是绝对的，因为查克拉之祖大筒木辉夜是真正的永生不死。有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很神奇，非常神奇，都不疼了。优大哥，我能交给其他人吗？不行。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能交给族人们呢？因为他们不是天才，而你是。啊，我也不瞒你，这一套技巧就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止水啊，我才18岁，你觉得我能保证这一套技巧是完美无缺的吗？好像不能。什么好像啊？绝对是不可能完美的，这里面绝对有很多缺陷，天才能凭借天赋跳过去，避开伤害，享受好处。
可普通忍者有这样的敏锐天分吗？呆滞的止水摇头，我是天才，难道还有错了？你在想，如果现在我就交给别人，人家做父母的听说是18岁中忍发明的修炼技巧，哪个爹妈会相信我，让自己的孩子修炼？止水目瞪口呆，原来拿我当做试验品啊！所以这一套技巧想要传播，需要的是止水这样的天才。你能在修炼中找到缺陷优化掉，你能在未来打出名声，让人人都相信这套查克拉技巧有效，这才能真正的传播开。好的，我会努力的。止水欲哭无泪，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最后居然是自己扛下了所有。他只是一个4岁的孩子啊！但宇智波优教的东西是真材实料的。止水虽然才练了3天，但这个天才已经充分的感受到新修炼法的好处，不疼，舒服，进步飞快，完美无缺。但止水被宇智波优说服了，他相信这里面肯定有缺陷和问题的，需要自己花时间找到并解决，到时候就能够传播出去，帮助宇智波家族和木叶村的忍者们提升力量。使命感加深的宇智波止水动力满满，干劲十足的进行着全面的训练。河面上信一来回奔走，并且手持短刀急速挥舞，模拟着水上的战斗，进行踩水的强化训练。临此时则抱着一本医学的大部头，一边阅读背诵，一边漫步行走在浪花奔腾的河面，这是他的强化训练模式。1个半小时后，宇智波带土汗水淋漓的跑了回来，尽管速度还不如走得快，但他确实是在跑。完成一个阶段训练，正在休息的止水第一个看到，连忙站起来，想要上去帮忙扶一下，却在站起来后突然想起了宇智波优的话：等带土跑回来，你就能看出来他的天赋了。宇智波止水集中注意力，瞪大了眼睛看过去，只几秒钟他就看出来了。他清楚地记得，出发时的带土尽管体力充沛，但在负重的压迫下，跑步的姿势歪歪斜斜，稳不住身形。现在带土的体力几乎用尽，抬腿的动作是那么艰难，但躯干却如同松树一样绷得笔直，又不缺乏弹性。不论脚下的如何动作，带土的身体都保持着稳定的上下晃动，不会造成任何额外的负担。这是忍者的负重跑最好的姿势，止水也是熟练掌握的。但他是在族长傅月的指导下，用了个把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做到熟练运用，但之后又在私下练习了很久才养成的习惯。而带土没有任何人指点，才1个半小时就能练成身体习惯，完全不需要思考和注意，就能自然而然的运用。这天赋真的比自己更强，这样的超级天才怎么会在家族内有蠢货的名声呢？对带土的名声感到奇怪。是的，这样的天才，不，他就是个笨蛋。在将天赋挥出来的各种因素中，性格是高于天赋的决定性因素。带土的性格你现在应该也了解了，心思太多不坚定，没坚持，这是绝对没法成就的。宇智波优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用出了他最大的毅力，才控制住自己没有转头，不会因此看向林所在的位置。宇智波止水承认性格的作用，但他对结论有不同的看法。毕竟他可是看着优熟练的拿捏带土，用各种手段逼着带土进行了有效的训练，并取得了非常惊人的进步。我觉得优大哥做得很出色，带土哥被你训练得很好。宇智波优得意地笑了笑，却坚定地摇了摇头。止水，你记住，再大的山都可挪走，但人的性格动不了。我对带土的控制是有极限的，他差不多也快到发摆烂的极限了。变强这种事，永远都是依靠自己的坚持，哪有靠别人逼着的。当然，真正的问题是带土本性太过自私，更是个没有感恩之心的白眼狼。宇智波优怎么能投入精力时间改变他呢？别说拿着灵作为抓手，宇智波带土真的爱灵吗？常言道爱屋及乌，口口声声的说自己爱灵的带土，能眼都不眨的毁灭灵为之付出生命的木叶村。也许他觉得木叶村在害死灵的事情上有罪，愤怒冲昏头脑下摧毁了木叶村，还能为将来实现和灵在一起的提供条件。很勉强的解释，总算是能说得通。但宇智波优完全无法理解的是，在掌握了那么多的神奇能力后，尤其是在掌握了轮回眼，成为6道带土后，他为什么没有做出任何复活灵的尝试，而是一门心思实现在虚幻中和灵在一起的沙雕计划？带土想要的灵究竟是真正的灵，还是他幻想中只对他好的叫做灵的玩偶呢？细思极恐啊！但这些话不能说给止水听。宇智波优的解释是，带土他又懒又倔，除非遇到了什么重大的变故，让性格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否则是没有指望的。可能够扭转带土性格的变故，得是多么悲惨的苦难呢？带土他就这样也挺好。说完，他就走上前去，将紧张兮兮的灵赶到一边，亲自检查了带土的状态，发现这小子还有不少的体力。于是他指着早就准备好的器械说道：“是男人就站起来，负重深蹲起100个。”在暗恋的少女面前，宇智波带土没有怂，他在心中咒骂着，按照宇智波优的要求，完成一组又一组的器械训练，彻底榨干了最后的体力，直到瘫软在地挣扎不起来。宇智波优这才满意的将他提溜到河边，在几个人的惊呼中将带土丢向河面。他的力气很大，瘦小的带土被丢得很远，水深绝对是能够将带土淹没。杀人啊！我做到了，我能站在河面上了，真的能站住，我真是太厉害了！哈哈，宇智波优，我完成训练了，我要立刻结束训练，你再也不能折磨我了！哈哈，宇智波优对止水一摊手，你看是不是爆发了？是不是直接摆烂了？止水无言以对，只是在心中感慨带土浪费了天赋，并且暗自警惕自己可不能犯下同样的错误。这个训练任务是宇智波带土求来的，当他坚决要求结束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这个任务结束了。林和信一在训练中获益良多，对带土的决定很不满，但他们2个是跟着带土来蹭训练的，没有立场表达不满，所以带土小队提前结束了这次训练，宇智波优也提前获得了组长发放的任务金，他是非常满意的。
不过宇智波直水选择继续跟着宇智波优训练，他甚至还更进一步，开始到优的家里蹭饭了。全身都是秘密的宇智波优没有反对，就连非常讨厌外人的三轮雅士都没有反对。没办法，直水是宇智波优选中的白手套，他巴不得有更多的时间接触这个孩子，潜移默化地塑造直水的三观。而且宇智波直水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他吃一顿饭，宇智波优能赚自己3顿饭的钱。宇智波直水非常有礼貌，对三轮雅士和宇智波优都非常尊敬，丝毫没有自己是大金主的自觉，反而主动的帮忙做各种家务。看到什么东西损坏了，更是直接买来新的。家具房屋陈旧了，二话不说就找来木匠维修。如此3、5次后，三轮雅士默认了直水可以自由出入自己势力范围。超能力恐怖如斯，宇智波优很喜欢直水，这是一个天生善良的人，有卓越的才华，却性格柔和内敛，心中装着宇智波家族和村子，有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最重要的是，宇智波直水追求光明和理想，但能够接受不完美的结果，没有极端主义倾向。对了，他的嘴巴非常严，得到宇智波优的嘱咐后，他继续和优学习的事情就真的没有告诉傅月、刹那等人。这是最理想的学生，得因材而育之，人生一大快事。但教育天才也不是没有烦恼，比如他学得太快，占用了宇智波优太多的时间，耽误了他的修仙进度。考虑到第3次忍界战争在即，宇智波优随时可能被征召到战场，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宇智波优将直水带到守藏室，把自己总结的24个大卷轴拿出来，让4岁的直水注意力彻底转移。培养天才就是应该培养他的自学能力，而不是像填鸭一样将知识塞进去完事，才不是懒。宇智波优的生活终于回到了正轨，每天早上出门负重跑步练体，回来后站桩练心，下午解答直水的问题，查看他的修炼进度，然后做足够2人1猫饱餐的美食。三轮雅士的仙术修炼进度很快，据说已经掌握了粗糙的仙术，正在秘密的加紧练习和完善。狸花猫的仙术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连宇智波优都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他能肯定是火系的仙术，因为他是受到宇智波优的带动才成为猫仙人的。当时的环境中只有火属性的自然能量，只能成为火属性的仙人，这是好事。妙木山的蛤蟆们倾向是水属，龙地洞的大蛇们显然倾向于土属，尸骨林的阔鱼显而易见占有了木属。三轮雅士选择火属，将来的仙道争端就可以不那么激烈，猫城堡不会因为本质的力量属性冲突和3大圣地产生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每每想到尸骨林的阔鱼仙人，宇智波优就有好奇的探究想法。在忍界，不但没有现成的木盾查克拉，更是没有木属的自然能量，这位仙人是怎么掌握木属的仙术呢？宇智波优的第一步是火属，这和他的查克拉属性一致。百日筑基后，他自然吸收了土属自然能量，还孕育出了土盾查克拉，很符合火生土的5行相生理论。据此推论，接下来就该是土生金，下一步会吸收的是金属自然能量。可忍界没有金属自然能量，连金盾查克拉都没有，最接近的是非常罕见的钢盾血迹现界，却是土盾变异的结果。宇智波优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他甚至想过从查克拉入手，先掌握钢盾，再反推得到金属性自然能量。问题是钢盾本身是比血轮眼还要稀少的血迹现界，他连谁掌握着钢盾的情报都不知道，只知道土之国的岩隐村有钢盾的传承，这样粗略的情报让人完全无法下手。宇智波优的烦恼在于他的修炼出现了新的变化，自然能量运转的主脉络开始出现扩容的迹象。自然能量在经脉中的运行不是恒定的，而是有起有伏，有快有慢，节奏感非常强烈。最近在最快压力最大的时候，宇智波优隐约感受到了经脉的束缚松动，他猜测这是筑基的第一个阶段即将完成的表现，然后就面临着第一阶段完成会不会吸收新属性的自然能量。按照五行理论，该增加的金属自然能量是不存在的，水属自然能量是不合道理的，那么会是雷属自然能量吗？不无可能。在道家的理论中，冰风雷是3异灵，是从五行物质中演化出来的，冰为水凝，风自木生，雷由金化。如果是这样就好极了，雷属自然能量就替代金属的位置，同样完成五行的相生相克循环。啊，总觉得有点怪，雷代替金，难道能克制风代替的木？不对，绝对不对。在忍界，风盾查克拉确确实实是完克雷盾查克拉，总不能相同的演化到了自然能量，这里就会逆着来，不可能存在这样的道理。对于距离已经不太远的下一阶段，宇智波优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东西，只能被动的等待突破的到来，根据突破后的具体情况再决定自己该怎么办。明知道这是赌命，他也毫无办法，只能强行将担忧压制下去。所以宇智波优最近很烦恼。不对，我为什么会这么烦恼？还有之前对待土，我为什么会有更高的期待，在失望的时候用暴力的手段将它丢到河面上？这不是我的性格。难道心源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不知不觉间又一次长大了？宇智波优悚然一惊，赶紧沉浸到心灵深处，查看自己的心源。虽然有点长大了，但他还是温柔可人的金丝猴形象，老老实实的坐在心脉的位置，没有丝毫捣乱的迹象。还不等他放松下来，另一个庞大的心灵之形映入心灵之眼，是那只当康。不对，现在不能叫做当康了，他已经变成肥硕的家猪，贪婪胆怯却又易怒。原来不仅仅是心源能够驱使一马，皮猪也能做到。心源驱使下，心烦意乱，暴躁易怒；皮猪驱使下，贪心保守，不容违逆。难怪我会对带土这么生气，他之前的表现激发了我过分的期望，冒犯我时不但给予额外的惩罚，还毫不犹豫地断掉了联系。有意思，下一只心灵之形应该属于肺，它会是什么动物呢？对了，皮猪失控，我该怎么镇压呢？结果解决方法很简单，还是鼓动自然能量震动经脉，
引起丹田的轰鸣，以这介于真实和虚幻之间的轰鸣，镇压完全虚幻的心灵世界。家猪样子的皮猪并不像星源那样反击，而是卧在地上任凭处置，但这货可比星源耐揍得多。宇智波优折腾了半夜，肥猪也只是瘦了一点，甚至因为成果寥寥，难免出现的郁闷和退缩情绪成了皮猪的养分，眨眼间就恢复了大半。宇智波优顿时气结，但怒火又被星源吸收，金丝猴的毛发从金黄色变成了淡淡的血色，体型更是直接翻了1倍。这猴子比猪头主动得多，稍微得力便抓耳挠腮，蠢蠢欲动起来。宇智波优立刻收敛心神，最大程度的将意念收敛，保持心若死水的心境，将攻击的注意力投向了不安分的星源。仅仅几秒，这只猴子就在疯狂的挣扎中被敌挡震波打得毛发乱飞，惨叫不已。但同样也是短短几秒钟，因为极致的心若死水产生的颓丧、放弃等情绪被皮猪吸收，这猪头的身体像吹气球一样膨胀了起来，体表毛发变为钢棕，甚至彼此纠结成为铠甲，嘴巴里獠牙丛生，如同长戟大剑一样瘆人。壮大了的皮猪不再安静，它开始蹬踏大地，用战争践踏的技能引发心灵世界的强烈震动，对抗甚至消灭来自丹田的抵挡震波。宇智波优心中凛然，明白了两种新型应对的难度和之前只有星源时完全不同。只有星源的时候，他只需要心若死水，抵挡心灵空间就能轻松压服猴子，但加入了皮猪后，这么做就等于滋养它，放任它成为新的怪物。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看这头猪会做什么，然后我再针对行动。不要着急，说不定猴子和猪会打起来，我就能渔翁得利。内心疯狂滋长的念头全都是退让、放弃、等待，这让宇智波优明白这是皮猪在作祟。一旦遵从了这些念头，自己就会控制不住的躺平，在现在的成绩上吃老本，再难重新振作。修仙之道如同激流逆行，不进则退，都不足以形容其中的危险。不要说停滞，哪怕是稍微慢了，就要面临随时倾覆的危险。所以既不能心若死水，也不能亢奋激动，必须维持平静宁和、不偏不倚的心境。平时这种状态并不算难得，只要排除外界干扰，通过各种方式入定，自然而然就有几率达成。但现在正在和两种新型战斗，宁静平和只能在平衡中争取，平衡就需要用力，需要抓手。我去哪里找抓手？宇智波优的心灵之眼在心灵世界中来回扫视，试图寻找合适的发力点，但空荡荡的心灵世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除了星源和皮猪。哈，原来是这样，平衡啊！宇智波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再有过多的犹豫。首先，他将注意力集中到星源上，将猴头震得滋滋乱叫，接着小心翼翼引导炸出来的猴毛密集地落在猪头身上。受到猴毛的刺激，猪头的战争渐踏乱了节奏，丹田的震荡威力立刻恢复，借助猴毛帮助穿透了猪皮，深入内部。皮猪的惨叫声震耳欲聋，污血四溅，气息骤然衰落下去。有效！就这么一晃神，宇智波优的心态就失去了稳定，两只心形摆脱了之前的被动状态，重整旗鼓与他展开顽强的抗争。于是宇智波优就这么和自己的心形来回拉锯，反复争夺战斗的主动权。期间还出现了星源力量不足，提前降服，以至于皮猪骤然做大的情况，逼得宇智波优不得不回想自己的得意之作，什么完美战斗、无痕杀人、心灵暗示之类的，让自己短暂的处于骄傲狂妄状态，重新激活星源的狂躁。这之后就是皮猪哼哼着变成了当康，软弱无力的无法抗衡星源，结果血红大猩猩重见天日，捶胸顿足的逆伐苍天。宇智波优暗图所记，回想着狗道真言，念叨着水利万物为不争，福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话语，模拟出被儒学异化的清静无为保守心境，让当康吹气球成为黑毛家猪，吸引星源的注意力。他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只心形的平衡，借助心形截然相反的情绪，维持着自身心态的平衡，缓缓消磨心魔的力量。最终，宇智波优取得了胜利。金丝猴和当康都安静地蹲伏于地，被厚厚的猴毛和猪血覆盖。他睁开眼睛，发现窗户外的天空已经大亮，时间已经接近6点，比他正常出门跑步已经晚了很多。他熬了整整一宿，虽然是盘坐着一动不动，却累得实在是够呛。于是便有心休息一天，不出门跑步了。仅仅是这样一个念头，原本平衡稳定的心态就发生了倾斜，各种各样的念头蠢蠢欲动，吓得宇智波优再也不敢怠慢。跑步，必须跑步！为了惩罚我的迟到，今天加罚1圈，跑3圈。给自己打气的声音惊醒了酣睡的三轮雅士。狸花猫睡眼惺忪地伸了个懒腰，嘀咕道：“优，这家伙又开始发疯了。他可能又快取得突破了。好快啊，距离他筑基才过去1个半月，我是不是也要努力喵？”经过慎重的思索，三轮雅士换了个姿势，然后继续睡回笼觉。休息，不好好休息，怎么能有足够的精力去努力喵？宇智波优给自己鼓足了劲，穿上600多公斤的负重，出门跑步去了。其实现在这个重量对他算不上艰难，训练的效果要差了一些，可这已经是负重的极限了，他无法再增加重量，否则自身的重心就会彻底失控，所有动作都不足以撼动负重时，就会变成螳螂举杠铃的局面。自身体重差距太大的情况下，就是有万斤之力也无。操纵1吨的重物，最终不过是将自己挂在重物上，做着令人眼花缭乱的体操动作罢了。不能增加分量，就只能增加活动量，让长时间的疲惫锤炼身体，这也能增加自身的素质，只不过从过去的增加力量为主，变成了增加耐力为主。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宇智波优就这么胡思乱想，借助思想的活跃维持心境的平衡，但随着体力迅速下降，身体的疲惫让精神渐渐专一，而且同步的归于真正的平静，那是沉底无思无想的空。这种空灵的状态解放了宇智波优的心，虽然此时他的身体非常疲惫，但心灵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嘴巴呼，鼻子吸，摆手，迈步，
大腿发力抬高，小腿绷紧弹动。整个跑步过程中，宇智波鼬注意着自己的每一个动作。他已经知道，专注于一件具体的事情本身，同样有助于情绪的稳定。关键就是不用担心偏向的问题。慢慢的，他进入了心灵空洞的状态，双眼稳稳地看着正前方，焦距涣散，似乎什么都没有看，却又能够准确地躲开一切阻碍。每每和人和障碍物擦身而过时，都保持着精确的1厘米间距。在空灵的心态下，能够让全知心眼发挥到极限，在心灵之中映射以自己为中心的环境中的一切信息，不需要大脑思考就能保证绝对的闪避。随着跑步的持续，宇智波鼬心灵世界中的猴毛和猪血不断消化，消化后的纯净精神力滋养着他的眼睛，同时也有部分推动着这个闪避状态的变化。当他跑到第3圈的时候，奇妙的绝对闪避状态稳定了下来，糅合了全知心眼、直觉判断力、闪电反射，成为了一种全新的能力。宇智波鼬能够很轻松地控制开启与关闭，并且在开启的时候，他会自动进入空灵的状态，甚至能够打断激烈情绪的酝酿和发作。这是凌波微步？不，这个名字怎么可能配不上？这是逍遥游，新的神通，不容易啊！终于有了第一个和战斗有关的神通，尽管还是辅助性质的，好歹是能够在战斗中发挥作用了，总比观察类神通更进一步。其实神通不重要，重要的是空灵的心，只有这样我才能高于万物，超越自己的感知和情绪，掌控自身身边的一切。我不仅仅能够闪避一切攻击，还能向所有人发起攻击，感觉从此不用担心遭到围攻了。没错，只要我比敌人每个人都强，哪怕是好几个人一起上，我也能够轻松的击败他们。但具体几个还需要实战验证。要是能够应对8个，那就是单挑群殴无所谓了。毕竟能够围着我一个人打的，最多也就是8个人，这还是分为内侧4个、外侧4个才可以。现在我有信心长期外出了，哪怕是战争状态下，我也能够活下去了。危机总是危险和机遇相伴，一场心灵危机的消化，最终成就了自己的实力增长。宇智波鼬心满意足地结束了这次负重跑，身体极度的疲惫丝毫不能影响他愉悦心情。他决定要好好吃一顿。对，止水送来的食材那么多，不及时消灭掉会坏的。那么多上好的奈良家鹿肉，价钱高得离谱。宇智波鼬成为忍者已经6年，没有1年能够挣到这么多钱，浪费绝对能让他心疼到死。所以中午吃烤鹿肉，吃不了的就只能放进止水的大冰箱封冻。肉这东西冻硬了再吃，不但需要麻烦的解冻，而且解冻后的口感也没有原来好。至于说做成腊肉或咸肉，宇智波鼬没有那想法，他没有制作这种食物的经验，便舍不得拿这样好的鹿肉去尝试。回到家中，他首先来到树荫下，检查用木架支撑支起来的全鹿，确认表面水分已经全干，满意的连连点头。这只鹿从昨天下午就开始处理，用井水浸泡出血水，然后浸泡在香料熬制料水中1整晚，直到今天早上才制出来吹风。现在正好用来涂料。宇智波鼬将鸡蛋、姜末、面粉、盐、五香粉都放入脸盆中调匀，就算是干粉料，香味也已经四散，将不知道躲在哪里的狸花猫给招来了。好香喵！烤全鹿的味道可真让喵期待。这才哪到哪，关键是缺了孜然粉，没有这个烧烤绝配香料，烤肉的滋味差了一半。猫城堡的生意遍布整个人界，我可没有听说过孜然粉。烤肉店有喵？烤肉店没有，应该是还没有被人发现，所以我也不知道哪里有，但将来一定要找到。还没有被人发现，那究竟有没有这种叫做孜然的香料呢？谁知道呢？哟，你是预知到的，还是做梦梦到的喵？当然是做梦梦到的，狗才信你喵！粉料拌匀了，宇智波鼬将昨天浸泡鹿的料水煮沸，然后倒入脸盆中，搅成烫面料糊糊，随即便往鹿身上抹，小心地将整只鹿都裹了起来，不露一点缝隙。只有完全的密封，在火烤之处面糊糊才能将鹿肉完全锁住，保证鹿肉中恰到好处的水分不会流失，烤出来的肉才会软嫩可口。毕竟这是鹿肉，没有猪肉那样肥厚的脂肪，不论是哪里没有封死，就会有一块肉因为水分流失而变成咬不动的肉干。眼看红艳艳的鹿肉被涂成淡黄色，三轮雅士这才想起来家里没有能够承载这只鹿的烤架。提出疑问后，宇智波鼬却笑了：“咱们又不做烤肉生意，当然不会准备那么大的烤架。那怎么办？鼬，你能用火炖烤熟鹿肉喵？火炖梨花酱，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锻炼建议啊，以后有机会我试试。今天这来自奈良家的肥鹿太贵了，咱们不能浪费。我们挖坑，在坑里烤，土遁沿决开合。”无声无息间，院子中央的地面裂开，大量的土壤如同喷泉一样涌出，很快一个深度2米半、直径1米4的圆柱形土坑就挖好了。在坑底铺满事先准备好的木炭，同样用火炖点燃，并加速到全面燃烧的程度。当所有的木炭都是红彤彤的时候，宇智波鼬将整只鹿用宇智波专用钢丝五花大绑掉进了火坑中，接着倒入加盐的水，让整个土坑充满水蒸气，盖上木板，用刚刚挖掘出来的土封死火坑。他还用另一桶水把这些土搅和成泥巴，保证火坑的密封性，防止火势太大点燃鹿肉。宇智波鼬用火炖将手上的泥巴烤干，双手轻轻一拍，借助土炖的控制力，所有的尘土都在瞬间离开了他的手，堪比用清水反复清洗3次的效果。好了，只要等45分钟，就有美味的鹿肉吃了。三轮雅士刚刚也在帮忙，猫仙人的尊严什么的全都丢进了泥巴堆，如今变成了泥球猫，只剩下一双乌灵灵的大眼睛保持着纯净。宇智波鼬眉毛一挑，笑着问道：“所以说，尊敬的猫仙人，您是要洗热水澡，还是像我这样洗个火浴？我可没有能够融入火焰的能力，洗火浴，我的毛能剩下几根喵？我选择热水澡，拜托你了，我很乐于为你效劳，可爱的梨花酱。都说了喵，不要叫我梨花酱，小声。三轮雅士大人，下午好。你也好喵，止水。优大哥，下午好。好好，中饭吃了没有？当然是没有，嘿嘿。
那就来帮忙。是，止水小少爷，我也来帮忙吧。哎，杏颖管家，大爷，您可别。止水，快把你家的老管家拉走，赶紧的。杏颖大爷，您可是宇智波斑那一辈的老人了，就别吓唬我了，我才18岁，经受不起吓，您好好坐着休息就好。笨蛋止水，你怎么把这位大神拉过来了？气急败坏的小生实际上欣喜万分的得逞。哟大哥，杏颖管家非要跟过来，他老人家的主意是我能改变的。我和你一样都是他老人家的玄孙辈，你好歹还是长孙呢。嘿，胡说，我一个旁系普通族人算不上这个，你才是第4代嫡系长孙呢。那我也没法说服杏颖老管家，我爹还在的时候他都不行，凭啥我能？这位大爷的牙还好吗？哟大哥，他老人家已经82了。行吧，正好家里有点香蕉，我再去准备一份软烂的午餐。啥菜？豆腐。啊，那水塌塌的玩意有啥好吃的？不是水豆腐，而是在加工的老豆腐。宇智波鼬找到准备做小葱拌豆腐的水豆腐，也就是绢豆腐，用纱布层层包裹，放到水漏盒子中，盖上菜板，找来自己的负重块压上。豆腐遭到重压后，水分哗哗的流了出来，渐渐向老豆腐转化。其实这是中豆腐，真正的老豆腐从点都不开始就要用卤水才对。但老话说人生有3苦，挖煤打铁磨豆腐，磨豆腐的苦主打就是费时麻烦，现在哪有从头开始制作豆腐的时间，只能这么将就。就算是随便压一压，也比豆浆一样的水豆腐好吃。趁着最后一点时间，宇智波鼬做了一点点小料，毕竟烤羊中为了照顾三轮雅士的口感，其中刚加入的盐分很低，近乎于白肉。今天的午餐增加了一个人，是整个宇智波家族最年长的长者，哪怕是在某个地洞里苟延残喘的宇智波斑都没这位年长。长者让吃饭的风格都变了，之前吃中饭的时候，2人一猫随便围着方桌，没有任何规矩，放开一切胡吃海塞。连宇智波止水这个乖宝宝也只能不顾形象争抢食物，不然所有的食物都会被宇智波鼬吞进肚子，他很可能吃不饱，影响下午的训练。止水也成为大饭桶后，宇智波鼬家吃饭时的气氛变本加厉，更是没有了丝毫的规矩礼仪可言。但在宇智波信颖面前，年轻的宇智波不好造次。摆上长桌，信颖大爷当仁不让坐在北面首位，他的对面是猫仙人三轮雅士，宇智波鼬是兄长，坐在大爷的右侧，止水坐在左侧。宇智波鼬微笑着切下鹿身上最嫩的肋间肉，恭敬地递给大爷，然后再端出来热腾腾老豆腐，浇上红艳艳的辣酱以及香喷喷的韭花酱，香味甚至短暂压倒了鹿肉。宇智波信颖忍不住尝了一口，他残存的6颗牙齿都已经严重摇晃，但对付豆腐还是完全没有问题。他终于品尝到了遗忘很久的鲜美滋味。最重要的是，大爷终于感受到了固体食物进入肚子后的充实感，和他吃了10几年的各种菜粥肉粥完全不同，那是生命本能反馈的幸福感。原本灰暗等死的残生，突然间变得明亮有色彩，人生充满了新的希望。80好几的老大爷不善言辞，他用最质朴的话表达自己的感受：好吃，您多吃点。大爷甚至努力地品尝了一点肋间肉，即便是这种最嫩的肉，他也是很勉强的才磨碎了，最终不过是稍微品味到了一点肉的滋味。还是这个老豆腐最好吃。2个年轻的宇智波没有说话，他们知道不是豆腐最好吃，而是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豆腐成为了最好吃的东西。但这已经让宇智波信颖深感满足，吃得很香之余，不忘让2个玄孙和猫仙人开始吃饭，不能看着自己一个人吃饭。接下来就轮到3个饭桶表现了。鹿肉外面的焦壳虽然被火烤得焦黑，但内侧却浸透了鹿肉的油脂，一口咬下去，鲜香酥脆，香得不要不要的。外壳吃完就露出来鹿肉，这肉外表金黄油亮，吃起来焦脆香酥，融合了全部香料的精华，香味无敌。割掉外层就能看到粉色的内层鹿肉，这些肉被保护得很好，等于是被外层的肉汁煨熟，肉质绵软鲜嫩，只需要轻轻一吸就能从骨头上吸到嘴里，稍微咀嚼就能品味到扑鼻的清香。鲜美的鹿肉带有草药的清香，此时已经被完全激发了出来，吃着一点都不会发腻，适口到让人沉醉。2人一猫越吃越香，渐渐没有了拘谨，不再顾及老管家的存在。止水将嘴巴塞得满满的，一口肉一口清爽菜叶，吃得无比满足，没有了小大人那种让人心疼的成熟模样。三轮雅士满足的喉咙里发出呜呜声，一口一块肉，骨头咬得咔咔作响，吞咽的时候忍不住眯起眼睛。但最让宇智波信颖吃惊的是宇智波鼬，他优雅文气的右手持刀，沿着鹿的骨骼缝隙切割鹿肉，小刀运转得无比流畅，没有发出任何切割硬物的声音，将一块块肥美的肉切下来，满足着三轮雅士的进食。而且宇智波鼬可没有耽误自己吃肉，他用左手捏着鹿的骨头，连肉带骨头送进嘴里，白森森的牙齿轻轻的咬合，就将鹿肉和内里的骨头咬断，闭上嘴巴略微咀嚼2下，肉就进了肚子，骨头也一样进了肚子。仅仅不到10秒，宇智波止水正在咀嚼，一块肉都没有吞下去。三轮雅士也只是刚刚吞下块肉，宇智波鼬已经3口2口吃光了一根肋条。他平静地切割下另一根肋骨，将上面最精华的嫩肉分给止水和三轮雅士，然后就像吃膨化玉米棒一样，咔咔咔地吃掉了肋骨。宇智波鼬现在的牙扣简直比长骨刀都好使，他的肚子更是迫切需要骨头这样的硬菜，才能满足筑基期身体强化的需要。宇智波老头都惊呆了，对比着孩子的牙，再想想自己的牙，真是让人伤心。可惜啊，他年轻的时候是战国时代，宇智波家族就没有45岁以上的老人，族长宇智波田岛在42岁战死，已经是难得的长寿了。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从未考虑过自己活过35岁的可能，又怎么会在乎自己的牙齿问题？要是年轻时就知道自己能活到80，信颖肯定会保护好自己的牙齿，现在也就能痛快的吃肉，说不定还能再活20年呢。多少是有点后悔的，毕竟还是肉香。宇智波鼬，
你做的豆腐，老头子很满意。我有一手剑术，交给你了。好啊，谢谢信颖大爷。这有啥好谢的？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这套剑术能交给你传承下去，总算是没有浪费。宇智波信颖走到院子中央，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一柄长剑，瞬间苍老佝偻的身躯挺得笔直，老头子竟然散发出了浓烈的杀气，而且这杀气中有浓郁的血腥味。这血腥味不是真实的，宇智波鼬闻出了味道，止水就只能感到身体发凉，忍不住后退了好几步，躲开了杀气影响的范围。宇智波信颖叹气道：“老了，只是拿起剑而已，居然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杀气了。”直到这时，宇智波鼬才发现老头子手上的剑是柄双刃剑，这让他心头一喜。他喜欢的武器正是这种利于突刺的直剑，而不是满大街流行的弯曲武士刀。武士刀的流行不是没有道理，当作战的双方都不披甲或者指着轻甲，武士刀的劈砍放血效果就足够造成致命伤害了。但宇智波鼬却知道，刀取代剑的最大优势是制造成本和训练成本，但说到单人的对战中，剑远比刀拥有更多的攻击方式，且穿刺攻击远比劈砍更加致命。能够得到一位战国时代厮杀出来的忍者指点，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而这位忍者的战斗技巧正好匹配自己的喜好，那就是天大的幸运。宇智波信颖缓缓地舞动手中的长剑，做出一个又一个动作，看得宇智波止水莫名其妙，而宇智波鼬同样是有些迷糊。于是他将右手抬起，用食指点了一下眉心，施展了一个简单的幻术，遮掩住自己的三勾玉血轮眼，仔细地复制老头子的每一个动作，并开动脑子分析这些动作的每一个细节。结果越是分析，越是迷糊。这些动作并不具备强烈的杀伤，但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头子拖着孱弱的身躯，气喘吁吁地为自己展示剑术，难道会是一个玩笑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可是宇智波，战国时代的宇智波忍者，他们的骨子里都是骄傲。也许喝酒的时候会和孙辈开玩笑，逗个乐子，但这么正式的交代后，绝不会再开玩笑了。突然，宇智波鼬心中灵光一闪，将老人家的全身视为一个整体在看，这些慢悠悠的动作就能看出来点不同的味道了。天下剑术终究是殊途同归，宇智波信颖的动作很多，但按照发力的方式归纳，就只有8种：点、刺、劈、扫、截、抹、撩、拦。其中点和刺运用的最多，从不同角度向不同的高度猛刺和轻点，其他的动作都是为这两个服务，或是两次刺击之间的衔接，或者防御敌人攻击后转为刺或点。这和华夏剑术的基本动作完全一致，只是技巧的数量没有那么多，攻击性过分的强大。年纪太大导致记忆力受损，宇智波信颖有时候会停下来想一想，才继续挥舞长剑，有时候会做出错误的动作，继而重复一个动作。止水看得一脸懵逼，完全无法理解老管家的剑术。老头缓缓地做完所有动作，微微喘着粗气问道：“都记住了吗？看明白了吗？”止水点点头又摇头，示意自己记住了动作，但是完全看不明白。老头子摸了摸他的脑袋：“小少爷现在看不明白没关系的，你太小了，只要记住就好，将来慢慢会明白的。”当信颖的目光看向宇智波鼬时，鼬点头说道：“动作都记住了，我也大致明白了，只是开始部分的动作衔接变化没有看清楚。”你竟然真的看明白了！宇智波信颖十分惊喜，满意的夸赞道：“好，真好，差一点啊，那我再做一遍给你看。要仔细看，我可没有体力演示第3遍了。刚才耍了一遍，我又想起来不少东西，这次应该能演示得更好。”宇智波止水听到后更是全神贯注的观看，但他惊讶地发现老管家的动作和上一次完全不同。其实每个动作都是很像，但就是不一样，动作的顺序更是从头到尾全都变了。止水看得满头雾水，脑浆都要打成糊糊了，最后只能强行记忆下来。宇智波鼬也在记忆，但他有3勾玉血轮眼的拷贝能力，记忆远比止水轻松，就能放松心态思考和分析，验证刚刚得出的想法。想起上辈子小学的第6套广播体操，初中的第7套广播体操，自己都是几周才能勉强记住动作，宇智波鼬就觉得宇智波家族挺好，不说长了一张帅脸，一副好身体，就单说这血轮眼的能力，绝对能羡慕死别家的人。宇智波家族和其他家族的关系处不好，不是没有原因的。身边的挂逼最讨厌了，饭吃美了，剑术学好了，下午的锻炼到夕阳西下时也完成了，宇智波信颖就要带着止水回家。临走的时候，老头子让止水先出去，自己回头和宇智波鼬说几句话。老头子希望小止水觉醒血轮眼后，你教他这套剑术。应该的。宇智波鼬听出来老头确定他有血轮眼了，问道：“我的幻术有问题？”“不，幻术没有问题，但这套剑术只有开启血轮眼才能学得快。”“啊，是我疏忽了。”“哈哈，知道隐藏实力就对了，这些细节还是要注意。而且你的瞳力太强，即便用最简单的复制能力，也有不小的动静。原来还有瞳力泄露，我明白了。”精神力暴涨滋养了眼睛，结果部分瞳力超出了控制范围，不自觉地散发出去了。这可不是什么小问题，必须立刻解决。要是被其他人发现，尤其是被根部忍者发现，那就是麻烦。好在这次是信颖老头知道了，他的嘴巴非常紧，自己的秘密不会泄露。想到这里，宇智波鼬向老管家行礼，感谢道：“谢谢，我会履行承诺。说到底，我也很喜欢止水弟弟，自然会照顾他。”“好，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止水这孩子和他爷爷一样，太善良，太单纯，我很担心他会像静那样不明不白的死掉。宇智波静这个孩子那么年轻，实力就比我这个老头子还强，在战场上纵横往来，所向披靡。去！”宇智波鼬看着情绪低落的老头子，终于忍不住感慨道：“人心从来都是比战场厮杀更危险的存。”擦！话还没有说完，宇智波鼬就发现抬起头来的宇智波信颖不对，老头子的眼睛里满满的都是得意，脸上更是没有半点悲伤的痕迹。
老子被骗了！哼，知道你小子不简单，我也早就知道你能沉得住气，所以我老头子又是吃鹿肉，又是当猴子耍贱，折腾了这么半天，居然还是硬抗着，啥也不肯说。老头子宇智波信隐洋洋得意，但到底是年轻啊！老头子这感情攻势一拿出来，终于说漏嘴了吧？宇智波鼬，宇智波家族居然还有这样的老狐狸，有这样狡诈如狐的老家伙在，怎么会让宇智波副月上台的？怎么让整个家族沦落到全灭的悲惨境地的？宇智波信隐爽利的笑了，别瞎想了，我们这些老家伙被班给害惨了，又被飞间那小子针对，30年前就丧失了对家族的直接影响力，如今更是死的只剩我一个了。原本我们将希望寄托在第二代，宇智波镜那小子天赋实力性格都堪称完美，连飞间都接纳了他，结果却死在了外面。人死了也不肯放过，竟这孩子甚至被当成反面教材，用来证明忍者再强大，只要疏忽就会丧命的倒了。可笑，这是何等愚蠢的污蔑！觉醒了三勾玉血轮眼的我们当然知道，即便是血轮眼没有开启，他同样有远超上人的警戒能力。小子，我问你，觉醒了三勾玉血轮眼的宇智波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所疏忽？宇智波鼬叹了口气，什么都没有回答。宇智波信隐也不需要他的回答。哼，只有和最信任的人相处时，才是宇智波彻底放松的时刻。所谓的疏忽，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潜意识否定了血轮眼的警戒信号。宇智波镜这样的忍者，战斗力很强大，能力非常全面，是最难杀死的一类忍者。他的死亡只有2种可能，要么是撞到了超级强力的隐疾忍者，双方的硬实力差距太大，而且他还非要死战到底，以至于战死；要么就是遭到他信任的人被刺，憋屈的死掉。但2代火影治理下的木叶村和3代火影是2个概念。那时候的木叶威武霸气嚣张跋扈，哪个缺心眼的隐疾忍者会对宇智波镜下手？他和他背后的组织不想在忍界混了，所以9成9是亲近的人被刺。但这是肯定是没有证据的。宇智波信隐和优都知道，要是找到了证据的话，当初2代火影牵手飞间就会处置，因为他想要压制宇智波这个家族，却不想消灭宇智波的忍者们，这2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虽然是创立木叶村的2大家族之一，但宇智波家族和牵手家族太强，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木叶村内的毒瘤。2大家族要是蓬勃发展，木叶村的利益就只能属于他们2家，加入的小家族就吃不到发展的红利。以家庭身份加入的新村民更惨，他们甚至可能遭到剥削，底层不能得利，就不会有人口的增长，木叶村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牵手和宇智波必须解散或弱化，让渡出足够的利益空间。为了木叶村，牵手飞间解散了牵手家族的主体，只留下了初代火影这一脉。他又策动宇智波内乱，轰走了强势的核心宇智波班，用警备部换取宇智波家族放弃行政权，解除了创世家族的枷锁后，木叶村果然迎来了大发展，造就了一个没有牵手驻监和宇智波班也能同时干翻整个忍界的木叶村。拆解牵手家族，压制宇智波家族都是矫枉过正的政策，达到目的后就该调整政策倾向，安抚这些木叶村的主力骨干，用柔和的方式引导他们改变效忠目标，从家族至上变为村子至上。但牵手飞间死得太突然，本该调整政策被他的继承者们推向了更加过分的地步，引发了严重的反噬。这种反噬反映到现实中就是战力衰落，作为主力的牵手一族和宇智波一族心存顾忌，不肯也不敢在战争中拼命了。木叶忍者的精气神崩溃，从第一次战争的轻松碾压忍界，变成了第2次忍界大战同时打2家都拿不下。木叶村很像是华夏战国时代的魏国，因为地处中原4战之地，所以只会在最好和最坏中摇摆，没有任何中间状态。能1打4的时候，木叶村的局面就是4面出击，称霸天下；能1打2的时候，木叶村的局面就是4面围攻，挣扎求存。在无能的领导者带领下，木叶村顶不住外部压力，就自然引发内部越来越严重的倾轧。特意作为旗帜留下的牵手家族嫡系彻底覆灭，作为保底战力保留的宇智波家族惨遭排挤，烈日当空的齐木硕茂含冤自尽。木叶村的衰落从精神层面蔓延到了硬实力层面，再也无法挽回。这是恶性循环，木叶村战力衰落局面难堪，3代火影集团就会对宇智波家族变本加厉，然后木叶村战力进一步衰落。宇智波信隐明白这样的局面下有多么凶险，他担心宇智波家族的未来，更是担心宇智波止水的安全。但他老了，老的明知道家族的掌权者是群废物，都没有能力弄死他们，就更没有能力保护止水。心急如焚的老头都要绝望了，从止水嘴里听说了宇智波鼬的情况后，几乎没有做任何铺垫，就着急忙慌地跑过来见人。这一天的接触下来，宇智波信隐惊喜万分。宇智波鼬实力强大，却低调沉稳，人际关系广泛，却名声不显，心地善良，却杀伐果断。尽管全身上下都没有丝毫杀气，但宇智波信隐这种老杀财还是能嗅到那满意的血腥味。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但宇智波信隐相信，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波云诡秘的局势中活下去，才有可能保住宇智波止水的生命，改变宇智波家族绝望的未来。止水就拜托了。须发雪白的老者颤巍巍的鞠躬，而且躬身超过90度。宇智波鼬没有说话，也没有闪避，他实实在在的受了这一礼，却让老头开心到眉飞色舞。他不再说话，转身大步流星的走了，脚步轻松的就好像放下了千斤重担一样。宇智波鼬挑了挑眉毛，毫不在意的笑了。他并不觉得自己被加了担子，因为他也是宇智波的一员，解决宇智波灭族的灭族危机本就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宇智波鼬需要宇智波家族，只有这个强大的忍族顶在自己头上，才能掩盖自己的特殊状况，保证自己的修仙大业不受打搅。要是宇智波家族灭族了，整个忍界就剩下3、4个宇智波，他就会被各路妖魔鬼怪盯上，置身于聚光灯下，宇智波鼬就会被所有人研究。难道他还能保住什么秘密吗？就算是现在被宇智波信隐
这老头看穿了，宇智波优都觉得浑身不自在。托付是非常重大的选择，可不能空口白牙的这么一说，就算全都交代了。宇智波优在凌晨0点潜入了止水的豪宅，顺着一缕无法消散的血腥味指引，找到了等待他的宇智波信影。老头身着正装，而且还套上了战国风格的铠甲，坐在马扎上，身后是好几个硕大的箱子，身前同样也摆了一个。他笑着说道：“现在在这里看到你，我才是真正的放心了。这里的箱子一共是7个，分别属于我宇智波信影、宇智波君山、宇智波月辉、宇智波肥佐生、宇智波昌典、宇智波玉二，还有一个呢。最后那个是宇智波斑喜结家族宝库时，我们几个阻拦被打倒后，他特意留下的。撤！”宇智波信影拍了拍自己面前这个箱子，感慨地说道：“嘿嘿，我们当时也很吃惊啊，不过那家伙什么都没有说，卷了自己看中的东西就走了，就留下这个箱子。我下午和你说的那么多话，赌的就是你晚上会不会来找我。还好你真的来了。大爷，听你的意思，过去你赌过不止一次。不仅仅是我赌过，我们都赌过，只是全都失败了。宇智波家族的人啊，不是太蠢，就是太蠢，个个都飘在天上，全都想不到人是要吃饭的，拯救家族是需要花钱的。我们一次次赌输，输的太多次了，后来老家伙们就一个个没了，就剩下我苟延残喘，在为宇智波家族的幸存努力。我们把这么大的担子交给你，你不会怪我们自己不努力吧？”宇智波优摇了摇头：“不会的，怎么能怪这些人呢？木业建立的前10年是千手柱间和宇智波般的蜜月期，神一样的男人和修罗一样的人联手镇压了整个忍界，他们就是不满也不敢说话。10年后，宇智波斑后悔了，但忍界局势也已经变了，在忍村的时代并没有家族独存的空间，宇智波家族不可能跟着他谋求独存。但宇智波斑走后，他又跑回来和柱间打了一架，搞得宇智波家族无比尴尬，被千手飞间趁机拿捏，明知道很多事情是坑，也不得不被动的跳了进去。等到千手飞间去了，这些老人也都老了，忍界终究是拳头大的说了算，他们再也无力凭借自己复兴家族，只能指望年轻一代。可是宇智波家族像是被诅咒了，虽然年轻的天才层出不穷，但就是没有强大到足以整合家族的人物。更让老家伙们失望的是，这些个天才脑子都缺根弦，不是色厉内荏的要求硬干，就是不长脑子的相信火影。呸，都是火影就一样吗？初代是能够绝对的木叶领袖，完全值得相信。2代虽然心是黑的，还总是算计宇智波，但他只要当面说话还是能信的。3代太多事他自己说了都不算，谁信他谁就是傻子。他们等啊等啊，等到了自己都死了，也没有能够等到一个可以寄托希望的后辈。宇智波优小声地问道：“如果没有我，您会把希望和这7个箱子交给止水吗？”老头摇了摇头：“不会，止水他太善良了，单纯到让人心疼。把这样的担子交给他，会把他压垮的。老头子不想害死他。如果没有遇到你，老头子我就会把这些放到猫城堡，之后就让命运和猫婆子决定了。”宇智波优点点头，他没有告诉老头，就算没有这些东西，单单是止水的天赋就足够让人将他害死了。不是止水的力量不够，而是他太过善良，太相信权威，既没有搞清楚谁是他的敌人，也没有真正使用力量的决心，这才招来杀身之祸。必须同时拥有力量以及使用力量的决心，才能对敌人形成足够的威慑，否则力量对止水来说就是要命的东西。但必须承认，在4战开启前，止水的力量足够强大了。只要通过自己的影响，替代3代火影成为止水信奉的权威，他的力量就可以形成威慑，对内镇压宇智波家族，消灭家族内不合时宜的思想，完成思想统一；对外威慑3代火影和志村团藏，保障家族的生存。运气好的话，只需要等到4代火影上位，不用管4代火影是大蛇丸，自来也还是波风水门，宇智波家族都能趁机融入木叶村。如果运气不好，4代火影还是波风水门，他还是被人逼得嘎掉了，3代火影原非日斩复辟，也没有关系。完成思想统一的宇智波家族，在止水的带领下，足够坚持到3代彻底老朽，等到5代火影上位的曙光。到那时，家族内有了2位万花筒保证安全，就可以在新任火影的帮助下，参照牵手的方案，实行底层充分融入木叶村计划，让宇智波家族大部分成员如同军司一样消融在木叶村中。同时觉醒血轮眼，保留宇智波的姓氏，就像蘑菇一样成为明面上的宇智波家族。这样的宇智波，即便被消灭，也能在下一代重新发育出来，家族的安全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家族的名声同样得到了升华，完美。所以，只要我搞定了宇智波止水，就能完成宇智波家族复兴的任务。这些供宇智波家族复兴的资本，是不是都是我的啦？更加完美。老子有了这笔钱，再也不出门了。什么狗屁任务，统统见鬼去吧！老子财富自由了。自由就是想不干啥就不干啥。冷静，冷静，我擦，不能让心源失控，我要冷静。哎呦，冷静不下来。对，我还不知道有多少钱，还不知道是不是钱。冷静了。宇智波优轻轻地咳了一声，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很有挑战性，但我的姓氏同样是宇智波，所以我接了。宇智波信影笑着点点头，他将7个箱子全都打开，展示给宇智波优看。其实这里面我只知道我准备的箱子和搬的箱子里装了什么东西，其他人准备的我还没有见过呢。两人瞪着2双3勾玉血轮眼，很快就清点了一遍。一个是战国时代的老忍者，一个是自恃绝顶的穿越者，都被这笔财富的价值给惊呆了。宇智波信影讷讷道，好像不比现在宇智波家族明面上的财产少。宇智波优则是连连叹气，这也太多了。不要说把这些财富运转起来，哪怕是变卖成现金用，都不是几个人能搞定的大工程。还是先藏起来吧，除了黄金和现金，
都藏起来。你有办法藏吗？请您放心，我有办法。其实这笔财富中，只有那些现金是宇智波鼬能够动用的。黄金虽然是硬通货，但主要是忍村、国家、大族之间大宗交易时使用的高价金，没有同样强大的组织提供渠道，黄金的使用会非常困难，甚至根本换不到钱。而更加值钱的矿山、码头、城市地产、种植庄园、良田、店铺、商会就更没法处理了。先不说宇智波鼬能不能拿出人手接管，就是有了专业的经理人才，在没有足够的武力威慑的情况下，人家凭什么会因为一张纸就交出手中的产业呢？好家伙，这是逼着建立隐秘组织啊！啊，不对，是我的思考角度有错误，这不是为我个人准备的，而是为宇智波家族准备的。只要成为族长，接管了宇智波家族，再联合猫城堡的商业网络，人手不缺，武力威慑也不缺，这就是现成的下金蛋的母鸡。厉害，老家伙们真厉害，早就防着我这样的小人了。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现在就有用的，那就是关于忍术的资料，包括全套火遁卷轴、全套雷遁卷轴，千年积累的施术核心技巧。虽然宇智波鼬已经偏离了忍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仙道，但他的仙道指导思想是道家，而不是异化的阴阳师学说，才没有那么大的排他性。仙道源自于巫术，本就是以兼容并蓄立足，所以宇智波鼬是以仙道为体，忍术为用，将忍术视为除魔卫道术。至于说选择忍术为卫道术的理由，是因为忍术本身简单有效，而且是体系化的，比宇智波鼬从头开发仙术靠谱得多。包括写轮眼的血迹限界在内，所有忍术体系力量都是仙道包容驱使的目标。仙道修行的优势目前体现在于成长的速度、自然能量带来的遁入物质能力，以及修仙过程中孕育的神通。但作为自带三观的穿越者，宇智波鼬对修仙最大的期待当然是长生久世。没有一个炎黄种能够抗拒这个的诱惑，想想多少皇帝嗷嗷地吞下重金属丸子，就为了争取长生。别说吞服金属丸子，就是付出更大的代价，高低也要试一试的。何况到目前为止，宇智波鼬的修仙过程很爽。盘点好所有的财货，宇智波鼬就开始搬运了，大部分都是普通物资，包括黄金、现金、卷轴、地契、商会股份证明，这些都可以用风物卷轴轻松搞定。但有些本身就是封印物，有些自带空间属性，有些高度危险，不能承受空间变化，这就只能辛苦的一趟趟搬运了。当大部分东西都搬走，宇智波鼬特意留下最后几件东西，走最后一次的时候，宇智波信隐就明白了他的想法，笑眯眯地问道：“要处理后续的痕迹。”宇智波鼬没有隐瞒：“是的，现在我的力量不够强大，承受不起这么多财富暴露的风险，必须消除全部的痕迹。”老头子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一个酒瓶，这酒瓶非常小，大约也就是几口的量。他掰开了酒瓶盖子，宇智波鼬马上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香，以及淡淡的苦杏仁味。毒酒，清扫好你的痕迹就离开吧，最后的痕迹我会弄好的。宇智波信隐微笑着说道：“呵呵，没有比死人更能隐藏秘密的存在了。”宇智波鼬一把夺过了酒瓶，盖上塞子，丢进了自己的袋子里。宇智波信隐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他的右手慢慢伸到了自己的怀里，五指摊开按在肚脐上，随着查克拉的运转，那里出现了一层层黑色的查克拉纹理，显然是某种可怕的封印术正在被激活。孩子，我认为你得解释一下，我不觉得我最后选择了一个同情心泛滥的废物。宇智波鼬微笑着用自己的左手虚点，一股纯净的自然能量冲入老头的体内，瞬间和部分查克拉结合，在他的控制下异变成为仙术查克拉，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印术的结构。仙术竟然能够这样制造仙术查克拉，真是不可思议。你的仙术似乎比初代目更加强大。不是，论力量我距离千手柱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论控制力我比他强。看来我最后选中了一个怪物，一个不比宇智波般差的怪物，真是太好了。但是你还是需要解释，为什么阻止我自尽？因为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死亡不代表终结，死亡并不能埋葬所有的秘密，反而会成为情报泄露的源头。什么？绘图转生之术？宇智波鼬一边做着奇怪的准备，一边解释道：“这是二代火影千手飞间开发的禁术，用临时复苏的死人替代不灵活的傀儡，挂在大量的起爆符，对付须佐能乎进行爆破。这是几乎无解的禁术。须佐能乎虽然很强，但面对这种无赖的同归战术也很为难。但现在这个禁术被某人玩出了新的花样，从灵活的傀儡变成了临时的复活，而且能够加以绝对的控制，获取生前的秘密。所以如今您老就是自杀，也不代表着秘密就能被埋葬。”宇智波信隐无奈地摇摇头，叹气道：“果然是老了，不知不觉的忍界已经变成我完全不认识的样子。优啊，你打算怎么做呢？”人的记忆是有区分的，任何记忆首先会在大脑表层右侧头叶中临时储存，这样的记忆很容易丢弃，不会长存。想要形成深刻的记忆，就要大脑深处的海马体进行处理，相应的惰性脑细胞发生充分的突触增生，才能长期甚至永久的储存下去。但长期记忆需要反复的刺激回想才能完成，而这就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现在距离您向我提出暗示的时间还不到10个小时，我们还来得及清理并不深刻的浅层记忆。只要不形成深刻记忆，然后您再多活几年，相关的情报就能够彻底被消除。宇智波鼬开启了他的写轮眼，3个勾玉溜溜的转着，发散出强烈的瞳力。所以您得好好的活着，活得越久越好。感受到这股远超正常3勾玉写轮眼应有的瞳力，宇智波信隐惊讶万分，竟然具有如此强大的瞳力。难道说你已经觉醒万花筒了？没有。宇智波鼬顿了顿，继续说道：“暂时还没有，以后一定会觉醒的。万花筒写轮眼、永恒万花筒写轮眼都会有的，就算是没有兄弟，我也一定能觉醒。”宇智波信隐渐渐睡着了。宇智波鼬并不会山中家族的秘术，
但他今天要清理的记忆很好处理，只需要用强大的瞳力抵挡老人家的大脑皮层，向大脑输送新的虚假记忆，就可以覆盖掉旧的真实记忆。这种操作是有害的，老头的记忆力会下降，比如出门去购物，他转头就会忘记自己是不是锁门了。但总比自杀好，保密的效果也更好。得到一大笔钱的事，宇智波鼬告诉了三轮雅士，狸花猫是宇智波鼬选中的道侣，他们之间有足够的信任，而且三轮雅士也有足够的力量守护自己的记忆。并不是猫仙人非常强大，而是他掌握了火焰仙术，火焰跳跃能够在任何火焰之间进行空间跳跃。确认了这个仙术的效果后，宇智波鼬在自家地下深处挖了个密室，在里面放置一口大水缸，灌满油脂，点燃了一盏长明灯，同时在猫城堡也点燃了一盏。三轮雅士不论在哪里都能随爪甩出一团火焰，然后钻进火焰回到宇智波鼬的家或猫城堡。当今的忍界谁也抓不住他。至于幻术，自然由铲屎官寄宿的瞳力进行对抗，只要不是万花筒级别的幻术，根本就不可能突破宇智波鼬的瞳力保护。就算是万花筒写轮眼施加幻术，他也自信能够保护三轮雅士完成火焰跳跃。正是有了足够的力量作为后盾，宇智波鼬才有信心将自己的秘密分享给道侣。所以说，我们有钱了喵？对，我们想的完全一样。可惜绝大部分都不能拿来花。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喵？因为钱多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是正常人理解的钱了。普通人接触到的市场和渠道，根本是没有匹配那笔财物的物资。那么大的一笔钱，我们两个要是敢用，就等于直接展示给三代火影看。喵哦，那可不行！元妃家族好霸道的，猫城堡最近10年做生意可没少吃亏。要是被元妃家族的人知道了，他们会不要脸来抢的。啊，我还真不知道元妃家族这么霸道，没听过呀。喵呜，他们又不会抢木叶村的人。再说元妃家的都是拿着木叶村的政令来征收或凭买的，合法的抢劫喵，没有办法的喵。哈，说到底还是猫城堡不够强大。等到你们忍猫中也出现3、5只猫仙人，猫城堡直接晋升第4圣地，你看元妃家族的态度会不会变？就算是元妃家族的人贪婪萌新，那群猴子也会教他们做人的。总有一天会的，但这么多钱不能用，本喵心痛。把一部分交给猫婆婆，让她帮我们运作，咱们两个就要1半的收益。以猫城堡的渠道，吃下3%应该没有问题，足够我们用了。那到底是多少钱喵？大概12亿两的资本，相当于猫城堡的生意总资本1/4，不能再多了，再多猫婆婆也兜不住。喵！我要吃好的，我要吃好吃的。行，不过都得从猫婆婆那里购买，还有一些药材也得从猫婆婆那里购买一批，免得引起木叶村的物价波动。我不想吃啊，难吃，恶心，必须吃，不然营养跟不上，对接下来的修炼不利。再说了，我会让你直接吃药材，难道药还能做成好吃的？能？为什么不能？问题是我之前没有做过，得花时间、食材和药材试一试。反正现在有钱了，浪费一点也没有关系。时间很快进入9月，秋收已经结束，秋风日渐萧瑟寒冷，早上的露水越来越重，人们穿上了加厚的中衣，才能抵御寒冷的侵袭，开始为冬天的到来做准备。忍界的局势因为刚刚过去的秋收似乎变得平稳，甚至粮价都回落了30%。宇智波家族召开了小范围的族会，讨论了今年的局势变化。族长和长老们认为，战争在今年冬天应该不会爆发了。以这个结论为指导，宇智波家族做出了不少的调整，比如出售部分陈粮，替换为今年的新粮，将陈旧的武器装备趁着高位出售一部分，腾出库存，准备储备冬季打造的新武器。作为3勾玉血轮眼的拥有者，宇智波信影参加了这次的会议，全程一言不发，也没有人询问他的意见。这老头在夏末不知道遇到了什么好事，突然变得活跃起来，对宇智波富岳和6位长老横挑鼻子竖挑眼，张口就是废物，闭口再来个蠢货。宇智波家族的当权者被骂惨了，只能刻意的避开这老头，尽量不给他开口的机会。好在过来几个月，这老头自己泄了气，骂了几遍朽木后就闭上了嘴，再也不说话了，真是人人都感到轻松。他们竟然没有意识到粮食掉价可能是因为5大国的战备已经完成，不再疯狂购买粮食的缘故。我说富岳是废物，他还不高兴。脸呢？指谁你看看，你的优大哥一下就能猜到，那些笨蛋就是想不到。就算想不到，调查一下木叶村的储备总行吧。嘿，他们居然说3代火影下令保密，宇智波去刺探这种消息很容易引起冲突，加重彼此间的不信任感。我可去他毙！止水赶紧给星影老头倒了半杯黄澄澄的人参酒，说道：这个禁令我都知道，族长大人的顾虑是有道理的。我们宇智波现在的地位很特殊，确实是不能做得太明显，那样不好的。止水，你这孩子也太老实了。老头子抿了一口酒，叹气道：我们宇智波是忍者家族，防备情报泄露是对的，但忍族如果什么都不知道，很容易就会让族人陷入危险之中，这也是不对的。宇智波止水左右为难，问道：那该怎么办呢？老头端着酒杯的手顿住了，想了半天也没有头绪，干脆问道：小子，别光顾着吃肉，你的脑子灵光，你说说我们该怎么办？宇智波鼬咔咔咔吃掉手上的卤鸡，扁扁嘴吞咽下去，回答道：现在宇智波家族和3代之间的关系确实敏感，不适合直接派人打听军备情报，要避免被有心人找麻烦，甚至散播我们有通敌嫌疑之类的谣言。不能直接，那就是能间接打听。其实这些情报保密等级并不高，具体操办也都是最底层的忍者们，几个掌权的忍族应该都是心知肚明的。不过咱们和他们的关系也不好，直接去问同样不行，人家会有顾虑的。宇智波止水着急地问道：那怎么办？我都说了，间接打听。宇智波幽笑着说道：我们宇智波全权管理警备部对吧？警备部里难道没有军备粮仓的资料和数据？
我记得新建粮仓是要在警备部备案的，粮食运输进出记录有吧？村子人口记录有吧？粮食储存不会超过3年，把3年内的运进运出的数据对比一下，得出木叶村的库存粮食总数。人一般每天消耗2斤粮食，乘以人口数，得到粗略的消耗量。库存粮食总数减去消耗量，再对比粮库总容量，就知道木叶村的粮仓是不是存满了。宇智波止水一脸的惊叹，宇智波信影大笑着夸道：“我就说嘛，你小子果然厉害。”1个多月前，宇智波鼬清洗了信影老头子的1日记忆，但他没下重手，导致这老头对许多东西留下了模糊的印象。为了感谢老人家慷慨的馈赠，也为了通过时间混淆这些或强或弱的印象，宇智波鼬暗示止水经常带老头子来家里坐，吃点好的，喝点好茶。后来更是每天1次药膳粥，老头也能混上1碗，对身体大有裨益。经过1个多月的集中研究，大批的苦味药材被宇智波鼬搞定，通过药性对冲削弱苦涩口感，再加上大量蜂蜜烹煮成美味的甜羹，或者加入于羊肉汤调制成鲜咸口味的肉粥。有钱任性，不过这笔钱花的实在是太多了，宇智波鼬不得不用止水的钱打了掩护，不然他的花销足够引起家族和村子的关注，甚至招惹来深入的调查。于是就拉着宇智波止水和信影老头，天天变着花样尝试他实验成功的药膳。有时候药效太冲，老头吃得浑身热乎乎，十分满足，到了睡觉的时候却依然热，结果彻夜都是大汗淋漓，早上醒来的时候整个人都觉得干枯了。有种药膳阳气十足，对信影老头好处极大，但对止水这个孩子却不友好，实在是他的身体相关功能没有发育，药力无处可去，只能猛冲头顶，搞得鼻血横流，十分吓人。就算是偶尔有惊吓，但宇智波止水还是非常喜欢药膳，因为吃和不吃的区别太大了，哪怕是1天之内辛苦锻炼，结果都会有明显的区别。宇智波止水作为一个天才，一个追逐力量的忍者预备役，怎么能够放弃这种好吃又强力的食物呢？三轮雅士是药膳的另一个受益者，除了日常摄入必须的肉类，他的主要能量摄入全面转向，依靠药膳满足他修炼仙术时身体的庞大能量需求。狸花猫再也不用像之前那样一次吃掉比自己重3、4倍的肉，模仿铲屎官的急速消化能力本身也是一种负担和消耗，巨大的负担需要慢慢消化。过去的2个月，三轮雅士除了吃就是睡，只能在梦中修炼仙术。这样的生活看似逍遥，实则无趣至极，毕竟猫咪不是小猪，它的天性中还有玩耍、活动和捕猎的需求。吃饱对于猫仙人来说是个玄妙的感觉，并不是多少斤大米多少斤肉能够吃饱，这些普通的食物再多也只能吃撑，而不能产生饱的感觉。过去一条猪腿吃光，哪怕是使用了急速消化，还是撑得肚子疼痛，却没有吃饱的充实感。现在只需要1碗白纸枸杞基于羊蛋熬制的稠粥，三轮雅士就有了身心饱满的满足感，让他明确的知道自己吃饱了。吃饱了就有精神。三轮雅士和铲屎官打了个招呼，挥爪撒出一团火焰，纵身跃入火焰去了猫城堡。作为猫城堡的唯一猫仙人，他要去调教小猫们，这是份很有意思的工作。三轮雅士乐此不疲。等到宇智波鼬喝光了1桶粥，午餐时间正式结束。宇智波止水穿上宇智波鼬为他改造的负重马甲，在院子里练习宇智波家族的传统剑术，打熬自己的筋骨。自身体重不过16公斤的止水，在80公斤的负重压迫下，筋肉骨骼都发出了哀鸣，心脏也被迫开始超速跳动。正是在这种状态下，药膳的药力被全面激发，就像从小腹中腾起一团火焰，温暖并滋养着全身，让身体能够支撑住负重的重压。在这样的高负重高恢复的状态中，宇智波止水的身体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强化。仅仅1个月的时间，他的骨骼密度、肌肉韧性、筋膜弹性超越了所有的同龄人，甚至达到了大部分下忍的身体状态。忍者的根本是忍术，忍术的根本是查克拉，而查克拉的根本是精神和肉体。宇智波止水的查克拉从几天前开始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艰苦的负重训练也让宇智波止水的精神坚韧，增强他的意志力和自信心，以及强大的身体控制力，可以说是最好最全面的训练方式。但这不是任何人都能进行的训练，必须要有足够的营养跟上才行。可这份营养的需求太大了，远远超过了人体消化系统的承受极限，也只有止水这样的土豪才能通过药膳补充得上。止水的巨大进步自然被关注他的族长和长老注意到，宇智波鼬的药膳配方也都被他们拿到，也验证了配方的强大效果。在止水和优看来，药膳的唯一问题是成本实在太高，不具备普及性。可在族长和长老看来，这反而是最大的优点，正好可以用来拉开嫡系和普通族人之间的差距，保证自己血脉的能够长久占据高位。宇智波止水只是觉得有些遗憾，但宇智波信影却有更深层次的担忧。他问宇智波鼬，这样下去会不会出现族中之族？宇智波鼬却笑着摇头，要是现在的忍界形势能够维持100年不变，确实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这怎么可能呢？100年不变的是战国时代，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初代火影和班前辈开创的忍村时代，只有激烈变革和温和变革的区别，但变革从未停止，而且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整个就是变革的时代。区区一份药膳配方就想保住自己的地位，那是不可能的。当然，要是大筒木的家庭纠纷如期爆发，又按照大筒木羽翼安排的剧本顺利结束，在2个挂壁的威慑下进入和平时代，这事就不好说了。宇智波止水还不到5岁，身体素质就算已经和下忍相当，但依然是稚嫩的、发育旺盛的，负重训练只能严格的限制在40分钟。时间一到，宇智波鼬立刻喊停，迅速帮止水脱掉负重，并进行全身按摩，抚平肌肉、筋骨和关节的错位，防止药力恢复中生长错误。反复叮嘱止水回家后不可加练，宇智波鼬才放他和老头回家，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站桩训练。宇智波鼬现在的训练进入了关键时期，
即便是简单的站桩，也不适合展示给其他人看。从会员装自然转入马步装后，宇智波优的身体周围就会有丝丝缕缕的火焰显形，那是高密度的火属性自然能量环绕着身体，形成局部高能外环境。外部的火属自然能量和内部土属自然能量结合，内外合力，共同推动筑基期的身体进化。这景象要是被人看到，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宇智波优有问题。宇智波富岳会不来烦他？宇智波刹那能放过他？还有至尊团藏，他会不派人监视暗杀栽赃3件套？宇智波优还怎么能安心的窝在小窝里，舒舒服服的修炼？晚上，三轮雅士带来了最新的情报：3代封印失踪。宇智波优知道，舒舒服服的宅家时间结束了。其实，封印失踪是穿越者的先知福利。三轮雅士带来的消息是，封印已经9天没有出现。除了他，没有人认为3代封印已经失踪。不但忍界没有形成这样的定论，就连杀隐村的高层也都不知道自家封印失踪。对于顶尖的忍者来说，自身的实力和忍术是最大的秘密。避开所有人，悄悄修炼某种忍术或战技，从人前消失7、8天半个月，非常正常，一点都不值得奇怪。而且封印贵为一村之长，不知道掌握着多少秘密，不出现在人前简直是太正常。也只有穿越者才知道，这就是第3次忍界大战的导火索，导致这场大战开局就是杀隐村疯狗一样撕咬木叶村。现在木叶村的状态已经松懈下来，3忍中只有大蛇丸在村子里，前线负责指挥的一个影级高手都没有，也没有一个经历过上次战争的老资格指挥官。宇智波优早就确认过了，前线的主要指挥官都是靠资历和亲近木叶 S4上位的垃圾上人，在他们的指挥下，木叶村的战争开局绝对是猝不及防，惊慌失措，甚至会考虑隐瞒实情以减轻自己的罪责，直到被彻底打崩，甚至全军覆没了，3代火影才会得到真实的情报。总之，在杀隐村的疯狂镜头被打掉之前，木叶村前线忍者就始终处于危险的状态，既没有优秀指挥官协调全局，又没有火影重视派遣援兵。宇智波优立刻决定接个任务出村，避过这段最危险的时间。还好，和我关系亲近的都是家族内的普通人，除了止水弟弟和信影老头，我谁都不用通知。三轮雅士，跟我出去转转吧，就当散心。大晚上的有什么好转的？去找根部的基地。这么无趣的事情，本喵才不去。宇智波优深刻的知道谁是自己的敌人，也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所以他会抽出时间去调查敌人，包括宇智波富岳、宇智波刹那、猿飞日斩、至村团藏、根部。其中明面上的忍者都是大人物，基本情报都能通过公开渠道了解到，再加上他完善了土遁术，拥有类似白绝浮游之术的潜入能力，相关情报都能很好的窃取到。只要有需要，连宇智波刹那每天吃什么、见了谁，他都能知道，甚至穿什么底裤，他都能知道。唯一找不到的目标就是根部。他确实找到了部分属于根部的建筑和地下密室，但规模都很小，驻守的人员也不少过3个，根部的主基地始终没有找到。木叶村实在是太大了，按照直径近10公里的结界算，需要寻找的范围接近250平方公里，太大了。宇智波优对于三轮雅士的抗拒很能理解，但他继续解释道，不是出院子的门，而是离开木叶村的大门。三轮雅士顿时大惊，脱口问道，哟，你闻到什么危险的味了？至少对我来说很危险。好的，走吧，本喵陪你一起出去走走。我明天去找个合适的任务，距离村子远一点，最好能够离开火之国，离开的时间也要超过半个月的。还得是一个人执行的任务，不需要和其他人组队，免得成为我们自由行动的拖累。喵喵，你是担心别人认真完成任务，导致你不能摸鱼拖时间喵？算是吧。宇智波优确实很着急，但他计划的行程还拖了整整10天，直到9月下旬才终于背着行囊走出了木叶村的大门。首先是他期望的任务条件很苛刻，还真不是随时都能有的。其次是他确实是有钱了，不论是从止水那里搞，还是从猫城堡购买，家里储备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各种冷冻的肉类，各种药材、香料，食材丰富多彩，数量也极多，处理起来需要时间。以宇智波优现在的饭量，处理的速度确实是不够快。要是真大胃王日向雏田提前10年出生就好办了。还有就是来自宇智波信影的家族复兴资金，从得到的那一天开始，宇智波优就在全力处理，每天都要向猫城堡搬运一部分不那么重要的财物和票据。但那些珍贵的忍术资料、查克拉金属之类的宝物，只能自己挖坑隐藏，这也耗费了不少的时间。最后则是和宇智波止水的交流，以及未来几年的自学计划。这个弟弟是他未来控制家族的白手套，就算自己离开，对弟弟的忍术训练和3观教育都不能停，一定要将这孩子的3观给教育成自己的形状。为此，宇智波优不但准备了一份长长的训练计划，还把自己的24卷大卷轴全面解封交给了止水，让他能够看到全部的内容，以便自学。甚至还通过贿赂的手段，引诱三轮雅士的一只猫小弟和止水签订了契约，这样就能通过这只可爱的3花猫联系彼此了。等到这一切都做完了，宇智波优才带着三轮雅士告别了宇智波止水和信影老头以及他所有的邻居，离开了木叶村。和上一次执行任务离开时战战兢兢的心态不同，尽管已经是准战争状态，宇智波优也没有丝毫的担心，因为他已经筑基了。重要的事情说3遍。上次出门他是区2勾玉的宇智波，可怜弱小又无助的吓人，但这次出门的可是修仙的筑基期大佬，超厉害的。血轮眼晋升了3勾玉，瞳力更是超出了正常3勾玉血轮眼的极限，幻术能力强大到没有朋友。筑基期70天，天天打熬筋骨，开启大胃王模式，身体素质不可同日而语，仅双臂臂力就增加了5倍。得到宇智波家族复兴资本后，他掌握了所有的火遁忍术，战斗力全面提升。
此外还有宇智波信影教授的系统剑术，以及源自于仙道的土遁术和3个神通。现在上忍就是个屁，就是影级的敌人，宇智波优也敢于一战。穿越18载，也苟了18年，终于有了点能够扬眉吐气的实力。自由就是说走就走的胆气。这次离开木叶村，宇智波优的心态叫做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了24个卷轴中他写下的茫茫多的注解中，包括了源自于屠龙术的知识，以及许多教员的原话。宇智波止水看到的时候，只觉得头皮发炸，整个人都是懵的。止水小心翼翼地将这些震撼人心的文字摘抄出来，一字一句的背诵记忆，然后全部销毁掉，一个符号都没有留下。优大哥信任我，但我不能信任自己，我必须帮大哥解决隐患。自我攻略的止水注定要让宇智波优傻掉。距离木叶村越远，宇智波优的心情就越愉快。他的脚步轻捷，跟在身边的三轮雅士心情也是极好。梨花猫开心到就像是一只普通的小猫，扑蝴蝶、捉蟋蟀、恐吓小松鼠，玩得不亦乐乎。他是如此的开心，以至于铲屎官都忍不住问道：雅士今天竟然会这么开心？难道之前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好事？当然是好事妙，我跟你出任务，就不用再面对猫城堡的笨蛋学生了。我记得你很喜欢教他们的，怎么现在态度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他们都感受不到自然能量，我可以安心的骂他们是笨蛋，没有人敢和我顶嘴，连猫鼬也不敢跟我呲牙，超级舒服喵。可是3天前，猫鼬第一个，接着就有好多只忍猫，突然就能感受到自然能量了。这些笨蛋不但能够感受到了，还能汲取自然能量了，却一个个都控制不住汲取的自然能量属性，4、5不分的，什么都能汲取到体内，随时随刻都会发生身体异变，每个都需要我去救，好麻烦的喵。所以能够停下来玩一玩，你觉得很开心？是的喵。宇智波优笑了，忍猫天性就是活泼，能够连续努力3天时间，对三轮雅士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梨花猫是非常负责任的猫仙人，它一定是解决了自然能量汲取的问题，才跟着自己跑出来。过去的3天时间，真不知道梨花猫过得有多难，难怪临近深秋，它的毛发却变得稀疏了许多。仙术修炼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梨花酱，你是用什么方法解决忍猫们汲取自然能量的问题？三轮雅士突然僵住了，由于迟疑了一会，才讷讷地说道：其实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我驱赶了他们汲取到体内的自然能量，解除了身体异变的危机，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状态变成能够感受自然能量，却无法汲取到体内了。我是彻底没有办法了喵。宇智波优无语凝噎，心中为可怜的忍猫们点根烟，你们受苦了。三轮雅士，你打断了他们适应自然能量的机遇啊，那我能怎么办？总不能看着他们变成怪物，不管怎么说，活着才有更多的可能喵。哟，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喵？我有思路了，但就算是成功，肯定也无法让所有忍猫都能成为仙人。真的？忍猫们的事情比任务更紧急，所以我们先去猫城堡吧。喵，我先过去，你等我的逆通灵。三轮雅士急不可耐地拍出火球，然后跃入其中，消失不见。下一秒，宇智波优就感受到了冥冥之中的奇异力量，以及来自灵魂的链接，他主动地配合了对方的操作，变成一团白烟消失了。几分钟后，3个戴着繁复花纹面具的根部忍者出现，他们仔细地检查了地面上的痕迹，确认宇智波优是利用逆通灵的方式离开。难道猫城堡有仙人了？应该没有错，只有仙人才能逆通灵一个忍者，而不是只能逆通灵又小又轻的物品。这个情报要尽快告知团藏大人。是。一个根部忍者拿出纸笔，开始书写情报。另外，建议将宇智波优列入重点监控对象，他的忍兽掌握了仙术，是必须优先针对的宇智波。根部忍者快速用暗语写好了情报，将情报卷成纸卷，塞入小小的金属管中，将金属管绑到自己携带的驯鹰爪子上，然后就直接放飞。但这只驯鹰并没有能够高飞，在穿过树冠的时候，一只大手将它捉住，紧接着宇智波优就抓着这只驯鹰从树冠中跳了下来。根部厉害啊，我出村还能被你们追上，真是阴魂不散。麻烦你们谁告诉我，你们是从村子追着我出来的，还是在村外游荡时撞到我的呢？根部忍者自然没有回答宇智波优的问题，他们第一时间拿出了武器，要趁着目标在空中无处借力，将他杀死在空中。但所有人在发动攻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就像木桩一样僵硬地立地上。这些根部忍者检查现场痕迹的时候，花的时间太长，让宇智波优有足够的冗余对根部忍者逐一施加暗示，并用幻术控制他们的身体。忍者们看到宇智波优的时候，他们全身已经瘫痪，只有眼睛还能够动。当宇智波优落地后，根部忍者们的视野就被一双3勾玉血轮眼占据。3勾玉，发令的根部忍者惊怒道：你竟然觉醒了3勾玉血轮眼，你果然是木叶的叛徒。宇智波果然不可信啊！忍者隐瞒自己的实力不是很正常吗？怎么到了宇智波身上就成了木叶的叛徒了？宇智波优无奈地摇了摇头，真是的，我和这些被洗脑工具人说什么？浪费口水。他走过去，掀开根部忍者面具，将下颌拉脱臼，露出软塌塌的舌头，略一检查就笑了，还没有加上蛇或根诀封印，这就好办了。根部忍者眼睛中闪过惊恐的神色，他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宇智波家族一个不出名的中忍，居然知道根部刚刚开发完成的封印术，这可是绝密。难道根部有宇智波家族的卧底？咦，这小子很有幻想的天赋吗？宇智波优顺着根部忍者的思路，按照他们自己最相信的可能，小心翼翼地施加幻术。他没有山中一族的秘术能力，无法用血轮眼幻术拼凑真实的记忆，却能够强化目标的想象，让他以为自己的想象就是真实发生过的，足够瞒过山中一族的灵魂秘术。做好了足够真实的证据，将怀疑目标指向沙隐村，宇智波优便毫不犹豫地拧断了他的脖颈。
证据不需要活口。接着催眠其他2个根部忍者，确认他们不是针对自己的，宇智波优便放心地干掉了所有人，很认真地破坏了2个脑袋。一个脑袋用坚硬的木头砸破，模拟傀儡的重击；另一个脑袋的破坏用了腐蚀性毒药，毒药来自于沙漠蝎子的毒，也是沙隐村傀儡师惯用的毒。沙隐村即将对木叶村开战，伪装成沙隐傀儡师会被数不清真正的沙隐村袭击事件淹没，没有人会认真调查下去。做完这一切，宇智波优双手一拍，身体就变成一团白烟，消失了。强大的血轮眼瞳力扩散开来，迅速的在环境中被稀释。仅仅10几秒钟后，这个宇智波有关的痕迹就不存在了。宇智波优用的并不是影子分身术，是宇智波家族自己的血轮眼瞳力分身，也是被影千手飞间参考开发影子分身术的原型。影子分身术被开发出来后，宇智波家族这个必须依靠3勾玉血轮眼才能施展的术，在实用性、持久性、功能性、灵活性等所有方面被比了下去，差距是天壤之别。于是这个战国时代的术就自然被淘汰了，连宇智波家族的忍者都不再使用。也就是宇智波优因为中忍的身份，暂时没有学过影子分身术，不得已才使用这种淘汰货。宇智波家族当然掌握着影子分身术，但宇智波优他没有学到，只能怪他实在是太能狗，在木叶村和家族中都是绝对的透明小角色，自然不会得到资源的倾斜。没有家族掌权的大佬赠与，家族允许族人花钱购买忍术，但之前他穷得厉害，根本就没钱买 A 级忍术。好容易骗到复兴资金有钱了，他又忙于修仙大业，努力适应筑基期的身心变化和心灵深处的新型斗智斗勇，根本没有心思考虑和忍者战斗的事，就这么耽搁了。好在他在宇智波复兴资本中找到了替代的忍术，不然这次就没法处理追踪来的根部忍者，很可能会上志村团藏的黑名单。虽说宇智波优已经着手收集团藏和根部的情报，但筑基期的实力只能让他敢于动手杀人，根部忍者只要出现在他的面前，那就不会放过。同样，筑基期的宇智波优并没有把握弄死团藏，更没有把握弄死猿飞日斩，实际上不具备全面翻脸的条件。他只是业余时间做点前期工作，不可能为了弄死团藏就耽误自己筑基期的修仙探索。所以只要没有直接威胁，宇智波优不会主动追杀。要知道，时间是有利于宇智波优的条件，每过去1天，他的实力就能增长1分，而年近50的3代火影和志村团藏的实力就会衰落1丝。假以时日，他弄死团藏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何必现在着急动手？都已经修仙了，当然要有修仙者的心态。作为走在长生道路上的修者，未来的长生种没有遭遇生死危机，就和短生种争一时之长短，实属不智。团藏的命长着呢，未来有的是时间和他慢慢玩。宇智波优可以暗中拨弄命运，利用宇智波止水保护家族周全，然后欣赏志村团藏的无能狂怒，那应该很好玩。也能微笑着看团藏挣扎，拼命对抗衰老的侵蚀，在合适的机会出现时，顺手布下致命的棋子。在时间的伟力下，宇智波优能够轻松地拿捏团藏的7寸。在团藏努力获得了力量，掌握木叶村大权，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宇智波优只需要伸出1根指头，轻轻一推就能摧毁他的一切。忍术、秘术、禁术、封印术、根部、家族、权力，志村团藏拥有的一切，就在他本人的面前化为乌有。想必让敌人体验这种绝望，并且欣赏敌人的痛苦，才是符合长生者格调的愉悦。现在就杀死志村团藏，以宇智波优的力量，只能不声不响的刺杀。刺杀失败了，宇智波优或死或逃，以后只能当地底的老鼠，甚至要被迫投到宇智波般的手下，充当走狗。这样的结果他不想要。就算是刺杀成功了，结果又能如何呢？只不过是成就了志村团藏的英雄之名，尽管他不想要，但也是替团藏完成了他为木叶村奋斗终生的誓言。这究竟是报复团藏，还是成全他呢？解除血轮眼瞳力分身，回收了分身记忆和体验后，宇智波优想通了，只觉得豁然开朗，不再为根部的骚扰而烦躁。他微笑着对三轮雅士说道：“走吧，我们一起去见猫婆婆。”好的，喵。狸花猫抬腿走了2步，突然又停了下来，回头看了看铲屎官，然后是看了又看，最后才疑惑地继续前进了。奇怪，喵，优怎么突然变得不一样了？看不出来，喵。可是就是不一样，好奇怪。脑子里想着问题，三轮雅士走的速度就慢。宇智波优超过他的时候，俯身将狸花猫抱起来，放到自己的肩膀上。想什么呢？想你怎么变了，也想你到底是哪里变了。明明看着哪都没有变。我在接受你的逆通灵之前留下了分身，杀了人，想通了问题，精神状态肯定会有变化。原来是这样，喵，这样对付团藏好像很有趣，以后我就不催你杀他了，但你动手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我一起。放心，这么好玩的事情肯定不会把你落下的。猫婆婆不在自己的居所，三轮雅士对此没有任何意外。这个时间婆婆应该在空座武器店坐镇，还有日奈和田火这2只忍猫帮忙。不要着急，喵，我已经让忍猫去通知猫婆婆了。宇智波优说道，都到了猫城堡，见猫婆婆的事就不用急，我们先去看看那些修炼仙术出问题的忍猫吧。还有猫鼬，这只大白猫肯定是受伤最重的忍猫。确实是猫鼬受伤最重，你猜到了，喵？是啊，猫鼬能够变异到那么大的个头，它体内的自然能量沉积一定达到了相当大的数量，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对修炼仙术帮助很大。但修炼过程中出错，早已存在的自然能量也是隐患，会让它受到很严重的伤害。所以它现在怎么样了？还好，喵，能喘气，能干翻，就是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全身都是软趴趴的，嘴巴还是那么的硬。走，去看看。猫鼬本来是猫城堡中最强大，忍猫有许多忍猫追随，于是自己独立出去建造了一座忍猫要塞，自称忍猫要塞之主。
忍猫的分裂是因为猫城堡的领袖缺位，主持忍猫事务的却是人类猫婆婆。尽管猫婆婆做得很好，但许多忍猫依然不满。猫咪不是服从性和纪律性强大的动物，忍猫同样也是如此。即便是实力强大的同族，也不能压服所有忍猫，更何况是一个人类呢？但忍界太危险了，忍猫个体的实力不够强大，所以忍猫一族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保持足够的团结，才能在忍界立足。猫鼬和猫婆婆便采取了对立的政策，使得忍猫们必须选择一方，借助对方的力量保持内部的团结。只要他们两个首领能够保持好沟通协调，就等于变相实现了忍猫一族的统一。再加上和宇智波家族的暗中结盟，猫城堡才有足够的实力立足于危机重重的忍界，甚至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猫鼬其实是猫城堡暗面首领，忍猫一族的武力担当，他的健康状态很重要。在三轮雅士成长到足以和蛤蟆玩、白蛇分庭抗礼前，猫鼬的武力就是猫城堡存在的基本保障。宇智波鼬自然要优先帮助他恢复健康。推开一扇巨大的门扉，宇智波鼬就看到了趴在榻榻米上的白猫。这是一只体型比东北金渐层更加巨大的大猫，全身覆盖着雪白的毛发，耳廓内却有长长的深蓝色耳毛。宇智波鼬的脚步轻柔无声，但他推门的动作引起了猫鼬的警觉，继而本能地察觉到来人的恐怖力量。猫鼬从未见过宇智波鼬，也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无声无息来到自己的房间，而且还拥有如此可怕的威势。猫鼬是猫城堡的第一战力，为了保卫忍猫的利益，常年和其他忍族搞摩擦，因此具有很强的防备心。他第一个想法就是有敌人潜入了猫城堡，而且很可能是来刺杀他的。大白猫睁开眼睛目视，但他现在全身瘫痪，除了龇牙咧嘴威胁以及甩尾巴示威之外，便什么都做不到了。就在猫鼬绝望的时候，他看到了宇智波鼬肩膀上的三轮雅士，立刻猜到了来人的身份，这才放松了下来。放松的大白猫傲娇地询问道：“你就是三轮雅士大人的契约者，宇智波家族的宇智波鼬吧？来见本大爷有什么事？”宇智波鼬笑着回答道：“我是宇智波鼬，初次见面，猫鼬。”他和大白猫打招呼，同时脚步不停地向白猫靠近，越走越近，近到让猫鼬再次紧张起来。他大声地质问：“喵，你靠这么近要干什么？站住！不许你再靠近！喵，不许摸我！谁允许你摸我的耳朵了？喵，不许你拽我的舌头，不许碰我的爪子！喵，肚子也不行！喵。”三轮雅士叹了一口气：“哟，你就不能解释一下？你是我请来给他治疗的吗？”“抱歉，我忘记了，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么大的猫，还有这么软乎乎的长毛，撸大猫可真是舒服。你给我放开！喵。”“三轮雅士大人，你也不管！喵。”“猫鼬笨蛋！喵，我自己都被他欺负的，怎么管？”“喵哈哈，痒，好痒！哈哈哈哈，不要再挠了，痒！”宇智波鼬才没有管猫鼬的抗议，一边享受撸猫的快感，一边检查猫鼬的身体状况，很快就找到了他瘫痪的症结所在。和他预想的情况差不多，猫鼬天赋异禀，自然而然地汲取了大量的自然能量，但太多了。在他按照三轮雅士传授的自然能量汲取方法修炼时，牵动的不仅仅是自然中的能量，还有体内积累了几十年的存货。这些存货的自然能量和猫鼬相互适应数十年，早就有了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密不可分，所以就按照汲取的路线运转了起来。可猫鼬的本质还是忍猫，而非是猫仙人，他的经脉并不能适应如此大量的自然能量，结果就在颈椎到尾椎大量积郁，以至于阻断了神经的传导，导致瘫痪。还好猫鼬的身体和这些自然能量早已适应，才不会像其他忍猫一样发生身体的异变，不然他的生命就要彻底终结。毕竟三轮雅士的小身板能力有限，无力驱散如此大规模的自然能量。猫鼬全身都被宇智波鼬摸了个遍，就连屁屁都被他掀起尾巴看了个清楚。资格猫脸丢尽的猫鼬一边喵喵嗷嗷的惨嚎，一边絮絮叨叨的咒骂。谁能想到总是一副大哥模样的猫鼬居然是个话痨，而且这货真不愧是在外面混的，嘴里各种各样的乡间俚语层出不穷，好多骂人的词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都是第一次听到，配合着猫鼬苦大仇深的感情，就像是单口相声一样。一人一猫听的是津津有味，宇智波鼬听到精彩之处更是啪啪鼓掌，大声喝彩。猫鼬给气得七窍生烟，却又无可奈何，继续骂吧，人家当你是表演的小丑，可闭嘴不骂呢，那也实在是不甘心，真是左右为难。宇智波鼬看到猫鼬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闪电般跳到猫鼬背上，右手抓住脖梗后的颈椎，左脚向后伸直，脚尖卡住了尾椎，强大的自然能量突然爆发，凭借蛮力硬生生将积郁在脊椎中的自然能量震动起来。哦，自然能量猝不及防的震动触动了神经，猫鼬瘫痪了几天的身体不由自主绷直，脊椎周围的肌肉接收到了错误的信号，突破生命枷锁的限制，爆发出前所有的巨大力量，每一节脊椎之间都在摩擦挤压，发出咯咯滋滋让人牙酸的声音。这种声音很像可怕的磨牙声，让宇智波鼬瞬间回想起了上辈子的大学宿舍老铁的磨牙声，就是他绵延了整整4年的噩梦。当然，他那地动山摇的鼾声也是其他8个兄弟的梦魇。嗨，大哥不说二个。猫鼬脊椎中的自然能量经历了3轮震荡，终于开始流动了，但长时间堵塞就像疏通堰塞湖，流动的速度一旦不受控制，经脉就要废了。忍界的查克拉不是武侠世界的真气，查克拉具有真实可怕的实际破坏力，突破经脉的约束后，就会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自然能量的破坏力不如查克拉，却具有更加可怕的身体异变效果，比如变成石头、木头、大树、烂泥浆。猫鼬体内的自然能量性质主要是风属，失控后大约会让他的身体化为烟雾。宇智波鼬可不是凭空猜测，而是看到了猫鼬背部毛发变化，发梢在风属自然能量的影响下，正在缓缓地变成缕缕烟雾。他稍微检查了这些白色无味的烟雾，
发现这些烟雾是细微干燥的颗粒，甚至比人们吸的卷烟烟雾的颗粒更小。风鼠的异变是切割粉碎以及脱水干燥，这个信息非常重要。但现在不是思考问题的时间，宇智波鼬把这些信息记在心底，便集中注意力操控猫鼬的自然能量，防止这股强大的力量突破封锁，形成致命的危害。猫鼬是一只强大的忍猫，体内自然蕴含着大量的查克拉，在感受到疼痛后，它本能的调动查克拉抵抗伤害。于是自然能量和查克拉就在它的体内开始融合，仙术查克拉出现了。猫鼬感受到了仙术查克拉，体会到了仙术查克拉的强大力量，兴奋的胡言乱语起来。哈，仙术查克拉，这一定是仙术查克拉，本大爷也是仙人喵。多谢你了，三轮雅士大人的契约者，你叫什么名字？刚刚本大爷没有用心听，没有记住喵。你再说一遍名字，本大爷一定会好好记住喵。以后本大爷照你喵。听到猫又照着宇智波鼬的话，三轮雅士立刻大为光火，扑过去狠狠地给了猫鼬鼻子一爪，打得猫鼬眼泪鼻涕都冒了出来。猫鼬，你怎么敢对本喵的契约者胡言？你想死喵？三轮雅士！此时猫鼬口中再也没有了大人两个字，他凶相毕露地吼道：本大爷也是仙人了，你有什么本事让本大爷去死？喵！三轮雅士脑袋一歪，疑惑地说道：谁说是我要杀你了喵？猫鼬顿时傻眼。啊！宇智波鼬伸手抓住猫鼬的两只耳朵，向后用力一拽，将猫鼬前半截身体都拉了起来。啊呜！将两只耳朵都交到左手抓住，宇智波鼬转身用右手抓住了猫鼬的尾巴根，同样用力一拽，猫鼬的后半截身体也高高的翘了起来。啊啊啊啊！宇智波鼬双手发力，从平直渐渐举高，缓缓地将猫鼬的头和屁股靠近。大猫的耳朵被揪得老长，头皮向后拽紧，下眼皮都要把眼睛给完全遮盖起来。猫鼬不能自控地做出了诡异的表情。筋骨的极致拉伸让猫鼬体会到了舞蹈生拉筋的苦，它涕泪横流，惨叫连连，四爪胡乱扑腾，试图摆脱宇智波鼬的控制。但猫鼬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宇智波鼬的力量超出了大猫想象的极限，一切反抗和挣扎不过是蚍蜉撼大树，毫无意义。终于，猫鼬的头和屁股碰到一起，全身环绕成一个圆圈的时候，它的惨叫声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惨叫声从宽阔的大厅中传了出去，附近所有的忍猫和普通猫咪都被吓坏了，但凡能够行动的猫咪都是连滚带爬的逃走。尽管他们接到了通知，知道这能够解决仙术修炼问题的高人正在给猫鼬大人治疗，如果这就是治疗的话，那这样的治疗不要也罢。宇智波鼬将猫鼬的身体环绕起来，是因为它的自然能量比查克拉量大，而且多了很多，这就导致两者结合产生仙术查克拉后，有很大一部分自然能量残留。因为仙术查克拉的合成多出来的自然能量性质没有发生了变化，但猫鼬的身体正在被仙术查克拉改造，不再能和原有自然能量相互适应。继而这些多出来的自然能量开始破坏猫鼬的身体，这就是它背部毛发开始雾化的原因。如果不能及时处理，猫鼬大概会变成一团浓密的白烟，并最终在空气中飘散，成为无处不在的灰尘。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将多余的自然能量驱逐，保留已经合成的仙术查克拉，然后就是等待仙术查克拉改造猫鼬身体，最终变成适应外界游离自然能量的仙人。说易行难，像三轮雅士那样的暴力操作，会将自然能量和仙术查克拉一起驱除，打断了仙术查克拉改造身体的过程。改造了一部分的身体，就会变得既不适合查克拉，也不适合自然能量，甚至表现出排除的样子。所以宇智波鼬将猫鼬整个环成圆圈，才能将这只大猫的整个身体都纳入自己的感知范围，才能精准地控制自己的力量，清除所有的自然能量，保留仙术查克拉。当然，从腹部折叠的效果也是一样的。但谁让猫鼬在那儿胡扯，言语间毫不客气地冒犯了宇智波鼬，还对三轮雅士没大没小的扯淡呢？这一点痛，就算是个小小的教训，正好接下来会很爽。随着自然能量被去除干净，没有丝毫的残留，仙术查克拉的改造进行得无比顺利，没有自然能量带来的伤害，身体因强化所引起的源自于本能的爽感就显得特别猛烈。很快，猫咪们就听到了不一样的叫声，声音还是猫鼬的，音量还是那么大，但嗷嗷嗷嗷怎么会没有了惨的味道，反而多了些爽的感觉呢？难道猫鼬它到季节了？半个小时后，猫鼬默不作声地站了起来，快速地抖动清理掉身体上沾染的污物以及不可描述的腥臭液体。它已经完成了身体的进化，能够自由地汲取自然能量和查克拉结合生成仙术查克拉，正式地成为了第二位猫仙人。得益于宇智波鼬的引导和指点，猫鼬能够分辨风属自然能量和自身的风遁查克拉结合后制造的仙术查克拉能力格外强大。宇智波鼬觉得猫鼬彻底适应仙人状态，就有资格和妙木山蛤蟆文太以及龙地洞大蛇万蛇叫板。也就是说，猫鼬可以摘掉黑暗忍猫界的头衔，堂堂正正地打出猫城堡的招牌。明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但猫鼬的表情可没有丝毫的愉悦，反而畏畏缩缩的，像是遭到了可怕折磨的小猫咪，而且还是羞于启齿的折磨。就在猫鼬默默清理大厅的地面时，猫婆婆结束了一天的生意，在日奈和田火的陪伴下回到了猫城堡。还没有进入猫鼬的房间，猫婆婆爽朗的笑声就传来了。刚回来就听到好消息，猫鼬完全恢复健康了。三轮雅士赶紧用爪子洗洗脸，消除自己笑到不能自已的失控感觉，然后才回答道：猫鼬不只是恢复健康，它已经成为仙人了喵。啊，这是真的吗？猫鼬也匆忙整理了情绪，用威严稳重的声音回答道：是的，猫婆婆，本大我已经成为仙人了。猫婆婆快步地走进了房间，上下打量气息强大了许多的大白猫，果然发现猫鼬不但恢复了健康，实力也肉眼可见的变强了，甚至连毛发都变得更加长且柔顺。猫鼬啊，你变得更加漂亮了。
而且更加威严了。我感觉你就像狮子一样，充满了王者的气势。猫婆婆忍不住用手抚摸猫鼬的长毛，夸赞道：“真的很漂亮啊！”猫鼬不喜欢被人抚摸，下意识就要向后退开，但宇智波鼬轻飘飘一个眼神甩过来，大猫全身就是一阵控制不住的颤抖。猫鼬就这么在宇智波鼬的注视下，全身僵直的待在原地，任由猫婆婆上下抚摸，夸赞连连。猫婆婆心满意足的说道：“真是太好了，猫城堡有了2位猫仙人，我也终于完成了任务，猫城堡的重担就交给猫鼬了。”猫鼬皱眉道：“不，婆婆，我并不是第一个猫仙人，首领的位置应该属于三轮雅士大人。”三轮雅士看了看自己的契约者，大声的说道：“猫鼬，我支持首领的位置由你来做。”猫鼬还要再说些什么，毕竟自己不是第一仙人，更重要的是三轮雅士的契约者太可怕，他的选择猫城堡无人能够反对。可宇智波鼬怎么会支持自己，而不是支持自己的契约伙伴呢？但下一刻，宇智波鼬就笑着说道：“就让猫鼬做，他比三轮雅士更适合。”至此，猫鼬成为猫城堡首领的事就板上钉钉，再也不改变了。猫城堡的首领确定为猫鼬，所谓的黑暗忍猫界，包括那个傻乎乎的忍猫要塞，通通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数百只忍猫回归猫城堡，会在诸多忍兽族群中暴露猫城堡的坐标，但忍狼一族、金刚猿族、巨虫族、隼族这些强大的忍兽种族也都感受到了2位猫仙人的气息。金刚猿族首领猿魔叹了一口气，无奈又庆幸地说道：“非冷血的仙人不是我，真是可惜。不过出现在忍猫一族也算是最不坏的结果。”他的副手白猿笑道：“这是好事啊，由暖血仙人诞生，我们的修行也就更有信心。而且我觉得我们可以问一问猫仙人是否愿意教导我们仙术。”猿魔听到白猿的话，喜上眉梢的夸道：“你说的对，猫仙人独自面对3大圣地的冷血仙人，压力和危险都太大。无论是妙木山的大蛤蟆仙人，还是龙地洞的白蛇大仙人，都不是什么良善之辈。”白猿感慨道：“您说的对，不要看蛤蟆和大蛇打得厉害，嘴上更是恨不得把对方灭门，但每次出现新的敌人，他们2家都会联合起来，同进同退。猫仙人需要仙人的盟友，也只有组成暖血仙人联盟，才不用担心蛤蟆丸的算计了。根据你的情报，很明显巨虫族不用管，他们根本没有智慧，只是聚集在一起养蛊养出了最强最多的巨虫而已。”猫鼬和猫婆婆连连点头，对宇智波鼬的判断没有任何异议。宇智波鼬将手覆盖在一只忍猫头上，引导这只忍猫汲取土属自然能量，组合仙术查克拉，继续改造身体成为仙人体的进程。因为他直接拥有土属自然能量，控制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所以他才能分心思考猫城堡的未来。作为猫城堡的首领，猫鼬确实比三轮雅士和猫婆婆更合适，只有他才知道这些忍兽的情报，但他知道的也很有限。没办法，忍猫一族在忍兽中以战力孱弱著称，被金刚猿族和隼族看不起，被忍狼一族欺负。正是因为立足不稳，忍猫一族才不得已和人类社会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触，不但涉足军火和情报，获取利润供养全族，更是暗中和宇智波一族建立了联系。因为猫城堡一直都采取躲避的策略，所以猫鼬、猫婆婆对于如何与其他忍兽相处没有头绪，又听说宇智波鼬非常聪明，这才来寻求智力上的帮助。猫鼬的毛发越来越长，尤其是脖子这一圈的白毛越来越像林青狮子猫的样子，但不知道为什么，威严霸气的狮王范不断增长的同时，仙气飘飘的味道也越来越浓了。猫鼬再次询问道：“除了巨虫族，猫城堡应该和其他忍兽中的谁建立联系？”宇智波鼬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全部，全部。对，所有的忍兽势力都应该接触，并且尝试缔结盟约，建立忍兽的联盟，以猫城堡为盟主的联盟。为什么？隼族还有忍狼一族，他们都欺负过我们。”猫鼬甚至指着自己背上、腿上的伤疤，满怀怨愤地说道：“你看，这就是隼族干的，这是忍狼一族干的，猫城堡也要和他们联盟吗？”“要的。”宇智波鼬的声音平淡，没有任何感情地解释道：“作为猫城堡的首领，你必须以忍猫一族的利益为重。如果猫城堡非常强大，足以踏平忍狼和隼族的领地，而且完全不畏惧妙木山和龙地洞，你当然有资格任性，将这些得罪过你的忍兽都弄死。但现在，你和忍猫一族都没有资格。”猫鼬、猫婆婆沉默了很久，才拍了拍大白猫的爪子，劝解道：“这就是首领的枷锁和责任啊，辛苦你了，猫鼬。”猫鼬最终还是无奈地低下了头。结盟就结盟吧，缔结盟约、建立联盟，一定是针对某个敌人。我们猫城堡的敌人是谁？宇智波鼬说道：“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龙地洞和妙木山，3大圣地中的2家。为什么？猫城堡从来没有和他们发生过冲突，从来没有过任何仇恨。你和三轮雅士成为仙人，矛盾就有了。”猫鼬无法理解，追问道：“为什么？3大圣地其实可以视为2家，因为尸骨林中只有1位阔于大仙人，向来是无欲无求，不会争夺什么资源。龙地洞和妙木山则是家大业大，仙人的数量多，子嗣更是多如牛毛，他们都有巨大的物质需求。大蛇和蛤蟆都不是生产，也不像忍猫一样做生意，那些物资需求怎么办？以圣地的名义和人类签订契约，以自身的战力换取资源。凭借圣地和仙人的名头，凭借蛤蟆和大蛇们的战力，他们成为了最强的通灵兽。明明是雇佣契约，却经营成了人类祈求他们的帮助。为了获得蛤蟆和大蛇的欢心，签订契约的人类只能加倍奉献，于是他们只需要出1分力，就能换取12分的收益。蛤蟆和大蛇确实够强，很少有忍者是他们的对手，即便遇到打不过的忍者，对方也不会杀掉他们，以免和圣地变成死敌。他们又达成了默契，彼此战斗时放水，没有了生命危险，日子过得既悠闲又富裕。可现在又多了1家准圣地，1位新的仙人，龙地洞和妙木山原本的垄断被打破，巨大的垄断利益眼看就要损失好大一块，他们怎么能接受？自然是除之后快。猫鼬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但是既然这么危险，金刚猿族、忍狼一族、隼族为什么愿意和猫城堡结盟？利益驱使。金刚猿族和猿飞一族缔结了契约，这么多年勤勤恳恳的战斗，老老实实的充当武器，把命都拼上了，收益却不到妙木山的零头，不就是因为没有仙人的名头吗？两大圣地珠玉在前，猴子们当然想要成为仙人，建立新的圣地，以后出更少的力，挣更多的钱。他们想要从我这里学习仙术，对，而且还得依靠你的力量，抵抗来自妙木山和龙地洞的攻击。所以，直到拥有自己的原仙人，能够独立对抗两大圣地之前，猴子们都会坚定地维护恒温仙盟。恒温仙盟，我随意起的名字。你看三大圣地的仙人都是冷血动物，而猫城堡、金刚猿族、忍狼一族、隼族都是恒温的忍兽，所以你们建立的联盟不就是恒温仙盟吗？猫鼬脸色奇怪地嘀咕道：“这名字可真够随意的。”突然，一只忍猫进入会议室，报告道：“金刚猿族的白猿求见猫鼬大人。”所有人都是一惊，这群猴子的反应可真快啊！其实猴子们只是快了一步而已，白猿都没有来得及和猫鼬打招呼，忍狼和隼族前后脚的就到了。能够混到今天还没有灭族的，果然没有一个是简单的。那些脑子不好使的忍兽，都是已经徘徊在灭族边缘的种族，比如梦墨、山竹等，尽管还有很强的个体，但都不够被称之为种族了。因为得到了宇智波鼬的提醒，猫鼬没有计较曾经的仇恨，4个恒温忍兽种族结成了联盟，名字就叫做恒温仙盟。宇智波鼬惊讶万分，真的就叫这个名字了？我是随口起的呀。猫鼬无奈，没办法，总比热血联合、猫猿狼隼阵线、暖血仙人联盟之类的好听。具体定下了哪些盟约？互帮互助，猫城堡公开传授仙术，其他3族以忍猫为尊。这一条没有问题。共同对抗来自其他忍兽的欺压，如果一族遭到攻击，其他3族必须全力提供帮助，这条是应该的，而且对猫城堡帮助更大，因为忍猫一族才是冷血仙人当前的主要目标。联合所有的渠道，互通情报和资源，联合经营情报和武器的生意，猫城堡具有决定权，合并获得1半的利润。这条极好。金刚猿族和3代火影的家族关系密切，不但能获取道元飞家族的情报，还能获得矿产资源的渠道，能节约很大的成本。忍狼一族吃苦耐劳，纪律性强，服从性好，战斗力很有保证，可以提供运输和武力，能够为猫城堡的生意提供保护。隼族是空中霸主，飞行速度快，对情报网的建立很重要，也可以建立快速物流。猫鼬傻乎乎地问道：“做生意这么重要的吗？”很重要。猫城堡很需要这个恒温仙盟，想要维持并且掌控联盟，必须满足2个条件。第一，猫城堡必须掌握联盟中最强的暴力，能够打死任何单独的成员种族。第二，猫城堡要能够为所有成员提供利益，而且是源源不断的利益，将他们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说到底，一手持刀，一手分钱，你就能将这个联盟经营好。猫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服气地说道：“我明白了，感谢优大人的指导。”妙木山大蛤蟆仙人召唤了深作和智马2位仙人，无比郑重地告知了他们未来的命运发生了变化。深作仙人大惊失色，连忙追问道：“大仙人，是命运之子的命运变化了吗？”“不是，是我们妙木山的命运出现了变化。未来越来越繁荣的妙木山正在发生变化，变得不再繁荣了。”“什么？”对于蛤蟆们来说，这个变化可比命运之子出问题更加的刺激。2位仙人一蹦3丈高。深作仙人怒气冲冲地询问道：“大仙人，你看到了命运的关键了吗？”智麻仙人更是杀气凛然：“不管是谁，他都死定了。”蛤蟆丸也是眼里流露出丝丝杀气，但还是遗憾地说道：“我看到的未来只有一道模糊的影子，只能分辨出他是个人类男性，也是一位仙人。他很可能知道我的能力，有意地规避了我的观察，以至于我根本看不到他的具体样子。黑色长发，男性，仙人，目前能够知道的情报只有这么多。大仙人，请您务必努力寻找更多的线索，这是妙木山的敌人，我们必须要及时的消灭他。你们放心，我接下来会全力在未来寻找这个敌人的线索。”蛤蟆丸冷冷地说道：“虽然现在不了解他的具体情报，但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做的。告诉小自来也，就说我看到了意图毁灭忍界的恶人，让他留意寻找。自来也是未来忍界命运的中轴，几乎所有关键的命运之线都和他有密切的关系，他是最有可能找到妙木山之敌的人。”深作仙人恭谨地应道：“大仙人，我明白了，我会尽快告知小自来也，我也会安排间谍蛙跟随他，仔细甄别自来也认识的每一个人。你处理得很好，我没有问题了。”蛤蟆丸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如果我看到了更多的线索，会立刻通知你们。记住，妙木山之敌比世界之敌优先级更高，只有妙木山好好的，才能更好的保护忍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很快鼾声如雷。蛤蟆丸已经进入了梦乡。2位蛤蟆仙人小心地离开，不敢打扰大仙人的睡眠，以免影响他对未来的预知。走出山洞，深作仙人说道：“我去找自来也，安排间谍蛙。你去安排人通知龙地洞，让这些长虫最近多收敛点。”芝麻仙人点点头：“好，我去安排。”龙地洞，白蛇仙人一字一句地看着湍金鸡急匆匆送来的信，反复看了5次之后，忍不住多抽了几口烟，真是麻烦。湍金鸡接过这封信，信里的文字不多，他一眼就看完了。大仙人，这个敌人是妙木山的敌人，为什么会给我们送信？因为妙木山和龙地洞命运交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妙木山要是因为外敌衰落，龙地洞也必然是面临相同的命运。就像1000年前的卯之女神，她想要毁灭的是所有的圣地，而不只是妙木山。啊，如果我们的命运和妙木山息息相关，为什么您会鼓励大蛇们捕杀蛤蟆？那是因为妙木山和龙地洞的命运相连，仅限于外敌，但我们之间要争夺的东西更多，自然能量、
人类的物资，忍界的名声。在没有外敌的时候，妙木山就是龙地洞最大的敌人。我明白了，大仙人，我们龙地洞需要做什么？龙地洞不需要做什么。蛤蟆丸擅长预言，更擅长谋划人心，他会找到和解决这个敌人的。我对他玩弄人心的本事很佩服。白蛇仙人沉默了一会，突然开口道：湍金鸡，我想起来了，还是有件事需要你去做，请您吩咐。你去警告万蛇，在我再次下达命令之前，禁止他对蛤蟆下死手。是，但是万蛇太过桀骜，我的话他可能不会听。哼哼哼哼，狡猾的丫头。好，我允许你教训他，只要万蛇服从我的命令，以及万蛇不死掉，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是。湍金鸡开开心心的飞走了。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在猫城堡待了7天，忙忙碌碌的做了许多事情。9只忍猫得到了救助，其中7只掌握了仙术查克拉，另外2只虽然修炼仙术是彻底失败了，但也摆脱了自然能量的困扰。最重要的是，宇智波鼬利用自己的知识，动员上千只忍猫出力，搭建了一座简易的祭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自然能量的浓度。因为他没有掌握封印术的知识，这个祭坛做的极大，像罗马斗兽场一样的巨大漏斗结构，却只有最底层一点面积才有效果。有了这个祭坛，平时可以满足8只猫仙人修炼的需要，也能用来给其他忍兽修炼仙术，提高忍兽感应自然能量的几率。三轮雅士在祭坛上感受了一会，不满地说道：自然能量的浓度还是很差喵，是不是用封印术改进能够加强效果喵？宇智波鼬摇头，没办法加强了，我又不是喜欢大建筑才把祭坛做到这么大的，现在提高浓度的效果已经达到了最大，封印术的改进只能缩小祭坛的占地面积。说到底还是猫城堡的环境不够好，我认为未来还是得考虑搬迁，忍界肯定有自然能量浓度很高的地方。猫鼬点头附和道：鼬大人说的对，据充足占据的山谷就很好，但现在猫城堡还没有实力占据呢。种好地方。是啊，宝地本无主，有得有利者居之。猫鼬，猫城堡未来的路还很长，你要加油啊。喵，您真的要离开了？是的，我是带着任务离开木叶村的，现在已经耽误了7天，该走了。宇智波鼬突然想起了什么，他笑看向猫鼬说道：三轮雅士会跟我一起走。猫鼬悄悄地松了一口气，但三轮雅士却什么都没有听出来，理所当然地回答道：你是我的契约者，我当然跟着你一起行动。没有拖泥带水，宇智波鼬和猫婆婆打了个招呼，就和三轮雅士一起离开了。因为没有合适的火焰穿梭目的地，他们只能老老实实的用脚走着离开猫城堡。狸花猫选择的出口是空座店铺，因为这里距离任务地点最近。走在狭长的通道中，三轮雅士突然开口：哟，猫鼬有没有看出来我在装傻？肯定没有。哼，猫鼬真是笨蛋，他倒也不是笨，而是没有和最狡猾的人类相处，哪里会有那么多的心眼？哟，你是我的契约者，要帮我说话的喵，也不能说我心眼多喵。哈哈，好，让猫鼬忙去吧，我们一起去玩。三轮雅士，你说的对，仙人本就应该是逍遥自在者，我愿意为了仙道探索而忙碌，我愿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而奋战，但想要让我为了权力、金钱、名声而忙忙碌碌，那绝不可能。你可真像我们忍猫喵，仙人像猫，呵呵，真是有点像啊。哟，任务是哪里的？我不记得了喵。川之国九森村。川之国很远吗？不远，区600公里，以我们现在的速度，明天中午就到了。这么远，还要这么久？喵呜，忍猫的耐力可不好。嘻嘻，我先睡一觉喵。好。宇智波鼬宠溺地揉了揉趴在肩膀上紧紧抱住自己脖颈的三轮雅士，笑着说道：放心的睡吧，到地方我会叫醒你的。宇智波鼬出来执行任务，自然不会携带什么负重，在野外行动，随时随地都能遭遇敌人，不可能像在木叶村一样将自己搞得精疲力竭。就算是在猫城堡，宇智波鼬都保持了最低的警戒，就算是帮助忍猫们治疗，他也没有用过全力。倒不是不相信忍猫们，而是猫城堡的战力和基建都很差，不足以庇护精疲力竭的宇智波鼬，他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不能松懈。狡兔上有3窟，我连1窟都没有经营好，怎么能放松呢？木叶村的宇智波家族作为我的第1窟，暂时足以庇护我的安全。但不得不说，现在的宇智波家族完全不能让人满意，需要等待止水长大，等待宇智波般咽气，我才能大动起来。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才能制作成属于我的第1窟，以后还有的忙呢。猫城堡作为我的第2窟也不合格，甚至都不能庇护我的安全。虽然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但忍猫们需要时间慢慢成长，猫城堡的建设也需要时间慢慢完善。时间啊，最重要的是第3窟，在我设想中保密性最高，需要我独立建设的第3窟，现在是连选址的方向都没有，还是得多出来走走，用自己的脚丈量整个忍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第3窟建设地点。思考着未来，自己先到。宇智波鼬一路疾行，向位于川之国中部的九森村靠近。川之国被火之国和风之国东西包夹，是2大国的缓冲地。在2次忍界大战中，川之国就是木叶忍者和沙隐忍者厮杀的主战场。不过川之国的地形特殊，国土主体由数千个南北走向的峡谷组成，峡谷中流淌着湍急的激流，是东西交通隔断的天险。川之国大部分地区都不适合种植，因此人口稀少，且集中在南北两端。木叶村和沙隐村的主战场也在南北两端，广大的中间段并不是交战的中心。在局势已经非常紧张的时候，木叶村还会接受来自川之国中部的任务，反而不再接受人口稠密地区的任务。因为这些经济发达的区域，沙隐村忍者活动已经非常密集，在这里执行任务的忍者，随时都可能遭遇敌对的忍者。任何任务都随时会因为意外遭遇，而就地变成 B 级任务，甚至 A 级任务。执行任务的难度和风险已完全不可控。
但进入川之国后，在据说没有杀隐忍者的中部区域，宇智波鼬遇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杀隐忍者，他们横向穿越川之国，往返于风之国和火之国。从忍者们急匆匆的速度上看，应该是穿过川之国到火之国执行任务。从忍者的数量上看，杀隐村明显是乱了阵脚。如果是侦查任务，不需要这么多忍者；如果是搜索任务，忍者的数量又严重不足。杀隐村忍者的派出毫无章法，村子的管理绝对是出现了大问题，搞不好3代风影失踪的消息已经扩散了。宇智波鼬悚然一惊，这些杀隐忍者要是知道风影失踪，那肯定是个个急红了眼，见到自己绝对不管3721，打死再说。为了避免爆发毫无必要的战斗，宇智波鼬不得不躲避来来回回的杀隐忍者。他走走停停的，行进速度自然慢了不少。原本预定在中午抵达，实际上到了深夜才抵达九森村。宇智波鼬没有贸然进村，而是躲在村子附近的山头，等到天亮后确认没有杀隐忍者出没，这才找到了发布任务的村长，出示了任务书和护额，证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打消了村长对陌生忍者的恐惧。这老头才向他介绍了任务。九森村是个以伐木业为生的小村子，村民的日常生活就是上山伐木，然后将木头编成木牌。等到山谷中水流最平稳的季节，村民就将木牌推入河水，最强壮的人负责顺流放牌到河流的出海口售卖。卖木头的钱购买粮食、盐、布料、铁制工具等，装入小舟，用拉纤的方式拖回九森村，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因为九森村附近都是倾斜超过30度的斜坡，村子只能坐落在半山腰，完全没有种植粮食的土地，所以购买的粮食是维持村子生存的必须。但今年的河水出问题了，水量实在是太小了，沿途至少有10几个关口，木牌是无法跨越的。村民沿河而上查看了100多里的河道，却没有找到问题，但在向上游前进就超过了村民的能力，只能求助于忍者的帮助了。九森村虽然偏僻，但村民有钱也有见识，派人到南方出海口找到木叶村机构发布了任务。但这个任务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不需要和忍者对抗，任务等级仅仅是 C 级。虽然任务奖金达到了 C 级任务的顶级5万两，但任务目标不只是找到问题，还要解决问题，最终目标的难度无法确定，甚至想要找到问题需要探查的范围也非常大，最终需要的时间完全无法确定。如果再加上来回的路程，完成任务可能需要10几天的时间，平均下来的任务收益太低了。别说高级忍者看不上，就是新毕业的下人也看不上。外出10几天，奔行数千里，结果就挣5万两，一点都不合算，甚至不如在村子里做最简单任务，10几天都能挣到几倍的钱。这个任务挂了好几天，没有任何忍者领取，最终被一心想要溜出火之国的宇智波鼬领取。其实他也不怎么重视这个任务，否则也不会出门就先去猫城堡，拖了9天才来到任务地点。但当着九森村村长的面，宇智波鼬表现的还是很专业，木叶的护额板板正正的戴在额头，任务书整整齐齐，询问情报也是格外详细，包括从什么时候开始水位下降，村民的探索都发现了什么，是否有死鱼或其他动物，是否有特殊的植物飘落。结果真的就发现了问题，在水位下降前6天出现过轻微的地震，然后爆发了一场轻微的山洪，洪水很小，但却格外的浑浊，还带有大量的带着绿叶的树枝。虽然还没有开始实地调查，但宇智波鼬已经猜到水量减少的原因8成是山崩，而且是这条河的某个支流被山崩阻塞，导致水量减少所致。这下子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就不好说了，得看地形变化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如果是山崩形成了堰塞湖，只要小心拆除堰塞物，问题就解决了。但要是地形发生了改变，山移动了位置，那它可就无法解决问题。毕竟搬山是通天彻地的大神通之一，仅次于追星拿月，是宇智波鼬想都不敢想的大神通。真要是掌握了这等神通，他还会经营3窟，算计宇智波止水，谋划3代火影。他不应该是他，下一秒就要让3代火影知道，他其实不是宇智波鼬，他的真名是祖国优。放飞的思维让宇智波鼬知道自己的心猿又在搞事情了，这迫使宇智波鼬在离开九森村，沿着河道北上后，不得不先搭建了个庇护所。当他小心翼翼地处理了心愿，将那个化身为黄金毛色蓝色脸庞的狒狒击败，变成滋养心灵的精神营养之后，时间已经是第2天的凌晨。三轮雅士担忧不已，提醒道：哟，你处理心猿的时间越来越长了，间隔却越来越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神清气爽的宇智波鼬安慰着梨花猫，不用担心，我选择了纯自然能量为法，查克拉为数的道路，这就是我应该承受的磨难。再说了，心猿的躁动也是我进步的源泉，这只死猴子造反的频率越密集，力量越大，就代表着我筑基的效果越好，等到迈过这个坎就好了。要快点喵，你现在这样子太吓人了喵，多谢你的祝福啦。走，浪费的时间有点多了，我们接下来得加快速度。任务不是不着急喵，怎么突然这么紧张？根据情报显示，这次的任务目标可能是新形成的堰塞湖，这种东西有很大的可能是个不定时的天灾。堰塞湖就是崇山峻岭中的特有灾害，因为山崩或泥石流，原有的河道被堵塞开始积水，原本的河道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湖泊。如果堵塞河道的堰塞坝是整体性的岩石，湖泊就能长期存在，在另一端形成美丽的瀑布，但这很少见。通常来说，堰塞坝是岩石、碎石、泥沙、树木之类的杂物，坚固程度根本没有保证，湖泊水位上升到一定程度，溃坝就是必然的。积累的河水夹杂着溃坝的杂物，就会形成比任何山洪更加可怕的冲击，原本安全的地方就会遭到洪水的冲击，往往会造成极为严重的死伤。宇智波鼬有点担心，自己任务还没有完成，雇主就被洪水给弄没了。100%的任务完成率他倒是不在乎，但因为自己耽误的原因，造成几十上百无辜者的死亡，这和动手杀死危害自己的敌人是两码事。更何况宇智波鼬现在面临心魔，鬼知道会不会因为负罪感
提前造就第3个星形，又或者星源堕落成恶魔源。直觉告诉宇智波鼬，非常危险。宇智波鼬不敢再耽误时间，拔腿跳入幽深的山谷之中，顺着河水向上游狂奔去。啊！我明明是出来躲避战争的，怎么搞得比在木叶村还麻烦？喵哦！三轮雅士歪着脑袋，突然说道：“我记得有你说过，心有所求，故生贪欲，他而无志，劳形万端，是不是这一句喵？你说的对，是我太过贪婪，就是因为贪多求全，妄图一次性尽全功，这才让自己陷入现在的窘境。把任务完成了，无论如何都要缓一缓节奏。三轮雅士，等任务完成了，我们玩一圈，再慢慢回村。好喵！”仅仅3个小时过去，宇智波鼬就上速近260公里，顺着干涸的河道找到了引起水流减半的问题根源。虽然是刚刚出现的新湖泊，但湖水已经澄清，幽深的山谷被淹没了一半，湖水幽深平静，映射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山峰，形成了天地倒映的绝美湖景。漂亮！我现在不想摧毁这个湖泊了，我也不想喵。空气清新不稀奇，稀奇的是这里的自然能量浓度。宇智波鼬闭上眼睛，仔细地感知着周围的环境。过了几分钟后，他睁开眼睛，惊喜万分地说道：“没错，浓度正在渐渐增加，才几分钟就能感受到区别，这里的潜力可不小。我也感觉到了，如果能够再持续10天，应该就超过猫城堡的浓度了，非常难得喵，应该把这里占了。我同意，动员猫城堡的忍猫控制这里，对猫城堡的将来大有好处。可以设置一个长明灯，充当我们2个的机动节点。那这座湖泊怎么办喵？必须保住湖泊。虽然湖泊的出现和自然能量的增长大概率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不过是个仙道新人，这种事可说不准。万一弄错，湖水泄掉，自然能量跟着消失了，那就亏到家了。再说了，就这个湖泊的景色就值得保护下来。”宇智波鼬指了指满是岩石树木堆积的天然坝体，说道：“走，我们去看看堰塞坝的情况，看看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才能保住这个漂亮的新湖泊。”堰塞坝很明显是西侧的山峰整体崩塌下来形成的，岩石土方量极大，堆积的坝体厚度超过了高度的6倍，稳定性相当不错。情况比预想的好很多，同时也意味着危险大得多。以这个坝体的厚度，只要不出现漫水过坝的情况，是不可能被水压推倒溃坝的。但组成坝体的材料终究是碎石残渣，虽然大到能承受压力，却经受不起水流的冲刷。只要积蓄的湖水漫过坝顶，最多1个月坝体就会被水流掏空，之后就是溃坝，而且水量会积累得更大，破坏力自然也是更强。三轮雅士站在这座自然形成的大坝上，左看右看都觉得是一座碎石山，实在想象不到这么大的山怎么会就会怕水流呢？宇智波鼬向南方指了指，说道：“你看这里的山谷，这么深的谷地可都是水流冲刷出来的，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岩石，不也受不了水流的冲刷吗？水是非常神奇的存在，安安静静的时候只有分量，但只要流动起来就有无穷的威力。那怎么解决喵？很简单，在大坝的下面掏个洞，做一个能够承受水流冲刷的管道，提前把水放出去，这样就能保住大坝，顺便还能完成任务。搬山我是绝对做不到的，但在质地松散的大坝上打个隧道，我觉得我能做得到。”三轮雅士在这个大坝上跑来跑去的，越看就越觉得大，不由得对铲屎官的豪言产生了怀疑。但聪明的梨花猫这次什么都没有说，他很清楚地记得宇智波鼬说过，在事情没有开始的时候，不要说任何质疑事情做不成的话。这种晦气的话哪怕都对，照样会被所有人围殴，落得个凄惨的下场。更何况三轮雅士自从认识宇智波鼬，他从未做过没有把握的事，永远都是反复计划，准备到位后平平淡淡的获得成功。三轮雅士对自己的铲屎官有充分的自信，那是无关理性的绝对信任，与这份信任相比，他自己的判断不值一提。自从筑基成功，宇智波鼬的脑力大增，土属自然能量带来的土遁术让他能够如鱼得水的在地下活动，很快就摸清了堰塞坝的内部结构，迅速制定出一套施工计划。排洪道不能走直线，水流沿着直线流淌速度会太快，冲击力太强，管道的末端很容易就会损坏。宇智波鼬选择了弯折的管道结构，让水流沿着管道经历一次上下运动，控制水流的最大速度。计划完毕，宇智波鼬来到比现在水位略高一点的位置，调动土属自然能量，就像入水一样没入了岩石泥土中。很快，这些破碎的岩石泥土开始软化旋转，变成了宛如泥浆一样的材质，甚至形成了一个漩涡。随着漩涡转速越来越快，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漩涡中心出现了空洞，并且迅速扩大，直径达到3米时，旋转突然停止，泥浆即刻硬化变成白色。仙法灌浆水泥，这是在猫城堡建造祭坛时，宇智波鼬领悟出来的土属仙术，其效果兼具魔法中化石为泥和化泥为石的功能，能够随心所欲地将岩石、泥土、沙子软化和硬化。硬化的效果类似于硅酸盐水泥，还是相当坚固的。宇智波鼬速度很快，巨大的水泥管迅速向前延伸，前进40米后掉头向下，直入山体原本的岩石地基中，以便承受80米的水压。在岩石中前进160多米，管道掉头向上升高约45米的高度，一个急转弯再次向下前进。最终管道的出口就在原本的河道中，黑黝黝的让人望而生畏。宇智波鼬筑基后，自然能量就是源源不断的涌入体内，生生不息的维持着运转，时时刻刻的增强体质。今天他第一次体会到身体被掏空了的感觉，体力明明还很充沛，但精神就是提不起劲，懒洋洋的躺在大坝泄水口上面，一动都不想动。宇智波鼬有气无力的恳求道：“三轮雅士，我实在是站不起来了，拜托你上去挪开封口的巨石，让水开始流淌。”好的喵。梨花猫身体轻盈的在石头之间穿梭跳跃，很快他就翻过了大坝，从另一侧跳入水中。三轮雅士是会游泳会潜水的忍猫，他不喜欢洗澡只是性格问题，
而不是怕水。但是堵住入口的巨石此时完全没在水下，虽然有水的浮力减少重量，同时也被水死死地顶住。三轮雅士仙人并不以力量为根本，他娇小的身板无力抵抗强大的水压，无法将堵住入口的巨石挪开。狸花猫可不是死脑筋，他的身体力量搬不动，不代表着仙术的力量搬不走。蓝色的火焰从三轮雅士的嘴巴里吐出，就算是在水下，这种火焰也能熊熊燃烧，甚至能够将水化作燃料，发出了强烈的火光和温度。喵呜喵呜，好烫好烫！狸花猫用可爱的猫爪将蓝色火焰团成火球，瞄准堵住泄水管道入口的巨石，然后掉头就向后逃跑。蓝色的火球无声无息地碰触到了岩石，无声息地融入了岩石的中心，形成宛如蛛网般的火焰痕迹。蓝色的火焰痕迹不断深入岩石内部，终于将整个岩石烧穿，分裂成了8大部分。下一秒，水压就将裂开的巨石粉碎。翠绿色的湖水汹涌冲入管道，堰塞湖的水位开始下降。危机解除了。三轮雅士努力划着水向水面游。作为仙人，他开启了水下呼吸的天赋，但天性依然不喜欢游泳。既然完成了任务，他就想着尽快回到岸上。但三轮雅士真的不通水性，他完全没有发觉自己被卷入了漩涡中，而漩涡是因为泄水产生的。直到三轮雅士露出水面，意识到自己正在远离岸边，这才发现漩涡的存在。狸花猫立刻慌了手脚，全然忘记了自己能够站到水面上，开始疯狂的划水，向着岸边猛冲。他的应对错了，全都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就像是旱鸭子掉进水池，因为双手撑地不能让脸露出水面，就被区区1米深的水封印，无论如何的拼命挣扎，就是无法站起来，就这么一点点走向死亡。三轮雅士如果知道水性，就会顺着漩涡的流动向外游，等待漩涡将它转动一圈后，轻松挣脱漩涡。其实狸花猫此时只是在漩涡外围，距离挣脱不能的自旋死亡线还远着呢。甚至它只要不慌，就能挣脱水流的束缚，跳跃到水面之上，根本不用3秒，它就能跳到岸边。可惜狸花猫已经懵了，它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划水，就这么一点点被漩涡吸引到中心，然后进入死亡自旋，冲进了宽达3米的泄水涵道。宇智波优原本躺在河道一侧的巨石上休息，等到三轮雅士跑上去，他突然想起来上辈子看到的大坝泄洪的场景。从涵道中冲出的水速度极快，触及河底反弹后能够飙升到近15米的高度。他用眼神丈量了一下自己的位置和河底的落差，6米，才6米，这是死亡线啊！宇智波优环视四周，突然咧开嘴巴笑了。他发现了一个最为安全的地方。为了防止落石堵塞出口，涵道从大坝坝体中出来后，额外延长了40米。巨大的管道裸露在河道上，在正午阳光的直射下，反射着惨白的水泥色泽。水能冲击到河底，反弹到10几米高，但怎么也不可能反过来向后冲击出口后面30米的位置吧？就算有，也只能是个别的水星子。几秒后，宇智波优就舒服地躺在了水泥管上。涵道内径是3米，外径却达到了5米，主打的就是拿厚度换取强度。宽阔的圆形管子被太阳晒得暖乎乎的，躺在上面感受到背后的热量，困劲马上就上来了。很快身体感受到了管子的震动，是水被放了下来。宇智波优的嘴角挂了起来。三轮雅士将那块石头搬走了，事情很顺利吗？等等，搬走了？梨花将那个小身板，他凭什么能把那块石头搬走？可是水的确是从涵道里下来了，巨石确实是搬走了。三轮雅士真是了不起，不愧是我的道侣，脑子真是聪明。等下我得问问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就在宇智波优觉得自己是想多了的时候，他的心脏咚咚咚的狂跳起来，这是被动神通心血来潮在警示。他忽地站了起来，神色狐疑的四处观察，尽全力的在周围寻找危险的预兆。我忽略了什么细节？等等，涵道中的声音有点不对，这种声音是撞击，坚硬物的撞击。就在宇智波优心神不宁，惶惶间想要再次转移的时候，砰砰砰砰砰的坚硬物撞击声越发密集。水花首先从涵道出口冲了出来，就像宇智波优回忆中的景象一样，水流冲击到河床，激起一道冲天的白色劈链，横扫了之前他待着的那颗巨石。巨石毫无抵抗的就被水流击碎，哗啦啦的消失在白色的水流中。惊叹于近距离观看冲击，庆幸于自己免遭伤害，得益于自己的精明。强烈的情绪干扰了宇智波优的灵性，心血来潮的预警迅速消退，却被他误以为是危险已经过去。于是他站在了巨大的管道上，没有及时的躲避。水流飞溅的轰鸣掩盖了管道中的撞击声，等到一丝尖锐的开裂声传出来，宇智波优都没有意识到问题。就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脚下的水泥管子炸裂了，瞬间开启的三勾玉血轮眼看到了水花，管子破裂形成的灰色残片以及青色的尖锐岩石。那石头是我用来堵住入口的那块。难道三轮雅士他没有搬开石头，而是炸开的？我的错，我不该偷懒，让这只小猫上去搞那么大的石头。希望等我回来了，整体涵道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崩掉。那是啥？冲出来的水是由50米左右落差的水压激发的，威力足以开山裂石，但宇智波优的身体却不会因此受伤，因为他只是忍者，而不是庞大的石头，不仅仅小，还有强大的灵活性，只要稍微做些动作，就能顺着冲击的水一起流动，不会像石头那样全盘承受。但是宇智波优是体重只有70多公斤的忍者，在失去了稳固立足点的情况下，他一旦动起来，就再也任何办法抵抗水流，只能无可奈何的被水流给卷走。这就和在空中坠落一样，只要是不会飞的忍者，无论他有多么强大，在空中坠落的过程中，他能够做的事情都十分有限。宇智波优只能随着倾泻的水流冲向下游，等待着汇入更大的河道，或者进入更开阔的水域，水流的速度下降，才能想办法摆脱困局。就在他准备团身蜷缩起来，
做出最大的防御姿态时，他的血轮眼在浑浊的水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虽然看不到任何色彩，但那可爱的三角耳朵、柔软的尾巴、舞伴梅花般的爪子，还有小小的身影，每一个细节都是如此的熟悉。三轮雅士，这只笨猫居然被吸下来了，真是笨到家了，笨到太可爱了。宇智波鼬确实是合格的铲屎官，面对自家猫咪生不出丝毫怨恨。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己安排错了任务，把自家猫咪害得落入他最讨厌的水中，承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他不再做出防御姿态，而是张开手脚划水冲向三轮雅士。宇智波鼬身高183厘米，因为宇智波家族的优秀基因，不但长了一张帅脸，还有个腿长臂长、肩宽腰细的身体。那一双长而有力的臂膀，每一次充满力量感的滑动，都能带动身体向前窜出一整个身位。宇智波鼬就像剑鱼一样快，他灵活地避开了水中的杂物，迅速靠近三轮雅士，一勾手将晕脱脱的猫咪拉到了自己的怀里。略微检查，确认狸花猫只是被转晕，并没有任何缺氧的迹象。宇智波鼬放心的团身，将三轮雅士护在了怀里，摆出了最强防御姿态。团成球形的人体外面，土属的自然能量运转不休，抵消了一切撞击带来的冲击。宇智波鼬就这么顺流而下，向九森村方向迅速靠近。峡谷中的黑暗来得总是很早，天空尚且是湛蓝的时候，九森村已经进入了昏暗的状态。村民们在这样的光照下无法保证安全，已经结束了忙碌，急匆匆的归家。他们要在昏暗的天光照耀下准备晚餐了。就在这时，几个村民急急忙忙地冲进了。村长，村长，水！村长听到了喊声，立刻从自己的房间冲了出来，大声地问道：谁怎么了？水断流了吗？不是断流，是洪水，洪水马上就要来了。洪水！所有的村民都激动了起来，纷纷从自家的房子走出来，来到悬崖边看向北面。果然，在天光的映照下，一道白色的水线出现在山谷北方的远处。因为距离很远，洪水的轰鸣声还没有传来，但原本轻微的南风已经停止。村长眯缝着眼睛，仔细地看了又看，直到北风渐起，隐约的水声也传来，他才哈哈大笑起来。好啊，木叶村的忍者果然对得起他们的名头，才2天就解决了水源的问题。村民们更是欢欣鼓舞，甚至有人嚷嚷起来：今天晚上好好喝一杯，明天我们就该放牌了。对，放牌可是大活，是得喝点酒养养力气。村长对于村民喝酒的要求无动于衷，山间谷地潮湿多雾，不喝酒是没法抵御寒冷的，用力的时候很容易关节发酸发软。如果人是站在木筏上，用竹竿撑岩石改变木筏方向时关节酸软，他和整个船队的人都要死。对于放牌的汉子们来说，关节出问题比微醺更要命。山谷间洪水的速度远超外人的想象，在天色还亮着的时候，白浪翻滚的洪峰就从九森村经过。洪峰之后的洪水呈现浓稠的红色，显然是将山谷中单薄的土壤都刮了下来，这才有如此浑浊的样子。宇智波鼬设计的3米直径涵洞，就是按照那条支流的最大流量的2倍设计，倾泻的水量达到了暴雨引发的山洪水平，这就是堰塞湖积蓄水量的可怕之处。如果现在不是涵洞放水，而是堰塞坝垮塌，积蓄的湖水全面倾泻，刚刚的洪峰就会直接淹没九森村。但现在的情况依然很不乐观。警惕的村长很快发现洪水正在快速上涨，竟然有淹没旧等村的趋势。他不敢怠慢，从家里拿出圆角铁叉，用力敲打。洪水的轰鸣中，只有尖锐的金属撞击声才能惊醒所有的村民。在村长的催促下，没有人收拾钱财，而是带上家人和粮食向高处转移。九森村位于山坡中段，整个村子依山而建，道路只能按照之字形建造，而所有的房子都在道路内侧排列成一排，全村一共也只有3排房子。这次房子的落差极大，最上面那一排房子高度比最下面的高了近50米，所以所有的村民都暂时集中到了这里。很快，洪水就抬升到了九森村，第1排房子一座接一座被洪水卷走，引起了一阵阵女人的哭声。但当洪水接近之字形道路的第一个怪叫时，男人们也发出了不甘和痛心的吼叫。那里是村子木材的堆积场，储存着大量的原木，论价值远比全村的房子都值钱。尽管洪水上涨的趋势越来越平缓，但没村民敢下去拯救木头，他们亲眼看着山洪的冲击下，自己建造的房屋以及人力难以移除的坚硬岩石都是在洪水中被推平，人类的血肉之躯如何能够抵抗呢？绝对是谁去谁死。就在所有村民都绝望的时候，从洪水中突然跳出来一个人。宇智波鼬在洪水中坚持了5个小时，不知道撞碎了多少巨石，撞断了多少木头，终于等到了水流速度放慢的宽阔河道。而这里正是发布任务的九森村。他没有任何犹豫，舒展身体，绷直了4肢，借助水流的速度，如同一条飞鱼从洪水中挣脱出来，在空中轻巧地转了个圈，就落在了一块平地上。发觉地面的状况有异常，宇智波鼬自然回头扫视，他发现了依靠着山崖堆积的原木，也听到了高处村民们绝望痛苦的哭喊，瞬间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三轮雅士也明白了，他开口问道：要动手吗？宇智波鼬点头，动手吧，毕竟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现在我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大不了事后费点功夫处理一下村民的记忆就是了。反正全村才400多人，人口数量并不多，400多还不多喵？如果是杀掉400多普通人，那的确是不多，但催眠消除记忆能一样喵？杀人只不过是几个最多10几个忍术的事情，但消除记忆你得活活累死，就算你的3勾玉血轮眼比其他宇智波更强，那也做不到，做不到喵。宇智波鼬笑着开始结印，他的结印速度并不快，因为他调动的力量是查克拉和自然能量，为了避免2种力量在体内发生混合，他只能减慢结印的速度，配合无论如何也快不起来的发生在体外的融合仙术查克拉。三轮雅士啊，
你误会我了，我可不想给400多人消除记忆，我只是想给他们一个暗示而已。仙法万里岩流壁，大地震颤，从宇智波鼬的脚下，岩石向外突出，然后折弯向上生长，形成了一道花岗岩质地的厚实的悬空水坝。这道悬空的水坝向左右延伸，一直延伸到人眼看不到的位置，似乎贯穿了整个山谷。悬空的水坝是如此坚固，面对汹涌的洪水冲击，没有丝毫的晃动。虽然这道厚实的岩石比起真正的大山非常单薄，但它似乎就像真正的大山一样，硬生生将不断上涨的洪水逼退，将后面的村落牢牢地庇护起来。这就是脚踏大地的宇智波鼬所能够发挥出来的力量，和他在洪水中上下翻滚时完全不同。那时他可怜弱小又无助的样子，和现在威风凛凛的样子，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山坡高处的九森村村民目睹了宇智波鼬的伟力，他们的哭喊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被发生在眼前的人定胜天、人力强压、自然伟力的奇迹所震撼。目瞪口呆的村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有见多识广的村长喃喃道：“忍者真是像卡密一样的强大，还好我们对他足够的尊敬。幸亏这位木叶忍者心地善良，但我不能指望人家的善良，我要做点什么，我必须做点什么。任务，对，任务。”三轮雅士小声地问道：“你的暗示呢？”宇智波鼬讪笑着回答道：“再等等，再等等。”“你在等什么呢？”“等一个任务。这村长特别上道，跟我说他要临时增加一个任务，保护九森村不被洪水淹没。”“喵！”“对，我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且村长特别贴心，他愿意把洪水当作忍者级别的威胁，将任务设置为 C 级。是钱比较多喵？15万两，定哥！”宇智波鼬得意地伸出了右手，5根白皙纤长的手指伸得直直的，尽力地在表达他的得意。三轮雅士眯着眼睛看了铲屎官，冷笑着说道：“就这？你宇智波鼬，堂堂的仙人会在意区15万两的奖金喵？你可是掌握宇智波家族复兴资金的男人喵！你手里的现金就有足足4000万两，4000万两喵？不一样啊，那里不一样喵！”嗷呜！气坏了的狸花猫扑了上来，抱住宇智波鼬的脑袋，狠狠地咬住了他的耳朵。当然，这个狠狠的撕咬并没有让宇智波鼬感到疼痛，反而是三轮雅士的舌头碰触耳朵，让他感觉到十分的痒痒。宇智波鼬纯洁的哈哈笑起来，他双手抱住狸花猫，轻轻地拍打他的身体，同时解释道：“那4000万两是我骗来的，而这15万是我挣来的，当然不一样了。”三轮雅士在发现自己咬不疼铲屎官，就顺从地被他抱进怀里。他质疑道：“这15万两确实不是骗的，但暴力威慑的味道简直是明摆着的，这和抢劫或收保护费的流氓有什么区别？”“梨花酱啊，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是不是保护了九森村？”“是喵，那我是不是没有说出任何威胁的话？都做得这么明显了，还用得着说吗？”宇智波鼬抱着狸花猫在自己制造的岩石上跳来跳去，所到之处岩石就会发出轰隆隆的声音，然后回缩到大山之中。他是向村民们解释，这个岩石的大坝是从大山里抽出来的，必须得再塞回去，不然山体就会变得酥脆，将来更容易发生山崩。他这么说了之后，就即刻开展行动，将岩石水坝一点点塞回去。原本还有几个村民质疑村长，认为不应该拿钱和任务奖励忍者，不然不用管为什么了，因为所有的村民都闭嘴了。现在他们认为村长的思考非常正确，充满了有先见之明的智慧，不愧是大家推选出来的村长。当所有的岩石水坝都消失了，村长交给了宇智波鼬任务完成凭证，以及一份追加任务的说明文件，还有钱。C 级任务最高奖金是15万两，但任务的发布者的支出不只是15万两，因为木叶村会在其中抽成。但宇智波鼬自己认了，毕竟人家只是想给他钱而已，他最想要的却是执行追加任务需要的时间，而不是任务奖励的金钱。三轮雅士说的对，他现在不缺钱了，但时间是缺的。宇智波鼬需要时间拖延加入战争的日期，他需要时间对刚刚发现的堰塞湖自然能量进行调查，安排猫城堡占领堰塞湖，构建三轮雅士需要的长明灯都需要时间。宇智波鼬还需要时间思考筑基的事情，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来自身体反馈告诉他，筑基期的第一个阶段即将完成。这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他宇智波鼬会面临什么？忍界没有任何现成的例子可做参考，他所知的仙道中也没有任何先例，仙道之上每一步的前进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在这样的情况下，宇智波鼬最需要的是运气，要是有了主角的幸运光环，不论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是问题，再可怕的危机都能遇难成祥，最终成为更大的机缘。但运气虚无缥缈，上辈子一次幸运大奖都没有到手过，宇智波鼬可丝毫不觉得自己能够凭借运气度过一切。运气不可靠，宇智波鼬需要的就是时间。有了时间，他可以更多的思考经脉运行的细节，可以更多的观察自身的变化，有更多的机会触发心血来潮，以此判断筑基期可能发生危险的问题。在一切都到手后，宇智波鼬再次确定他已经将所有的岩石水坝存在痕迹消除，并留下来了大量的新鲜泥土。宇智波鼬反复的思考了几分钟，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对等的惶恐不安的村长睁开了眼睛，他的瞳孔已经变成了一双血轮眼，3勾玉在睁眼之前就全力发动起来，3个小小的勾玉转得满是残影。血轮眼暗示不是清洗记忆，对待村民忍者不会用大脑探索术，因为对方承受不起探索，也承受不起掩饰记忆修改的忍术。熟练的忍者只需要简单的技巧，就能催眠村民，让他们回忆出自己以为自己忘记的全部细节。查克拉和忍术早已经将忍者和普通人拉开了鸿沟，形成了比金钱和资本占有更大的阶级障碍。宇智波鼬的暗示很简单，他没有强行修改任何事实。他昨晚上出现没改，但出现的时间改成更早一点。他是从水里跳出来的没改，
但出现时的大浪和洪水进行了分割，让人自以为是的判断洪水和宇智波鼬出现不同步。他用神奇的忍术拯救了九森村没改，但使用的树的名字被改成了土流城壁，配合一排被摧毁的房子，所有忍者都会确认这一点无误，并且自动脑补出某个笨蛋木叶忍者沿着九森村的道路层层抵抗，在九森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保住了所有的原木和2/3的房舍。至此，宇智波鼬在洪水接近最高位从洪水中跳出来，以及他用一个树强压了声势浩大的洪水，这2点都被他淹没在人们自发的脑补中。人的脑补具有天然的自洽性，哪怕是笨蛋的脑补确实有问题，他自己也不会有任何的发觉。当忍者前来调查，发现普通人的记忆和印象一致，他就不会费尽更多的进一步探索大脑，而是认为情报准确，从此结束调查工作。做完这一切，宇智波鼬带着三轮雅士离开了。他们2个当着所有人的面向南顺流而下，但实际上刚刚离开村子的视线，他们就折返北方，以最快的速度发挥到无名的堰塞湖那里。宇智波鼬站在干燥的堰塞坝上，伸手虚抱整个湖泊，开心地说道：“我这手臂一圈，凡是在他视野中能够看到的土地、山地、湖面，都是属于猫城堡的，也是你和我的。哟，这里会是我们新的家吗？很遗憾，这里只能是一个比较方便的落脚点。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建造湖景别墅。心情难受的时候，感觉到累的时候，我们可以过来玩几天，什么都不想。但是现在，干活吧！你就是魔鬼喵，让我休息喵！我恨水喵！自然能量是在水分蒸腾的时候从湖面上散发出来的，源头肯定是被水淹没了，那就只能下水去寻找。三轮雅士不干了，他本来就讨厌洗澡，现在经过这么一遭，变成讨厌一切能够淹没他身体的水。可是梨花酱不来帮我，我在任务时间的范围内来不及搜索整个湖泊，那就不要搜索了，交给猫鼬他们。猫仙人都怕水，其他猫咪肯定更怕。谁怕水了？我才不怕水，我就是讨厌水喵。因为口误说到怕水，三轮雅士急了眼，扭头跑掉了。3两下窜到山坡上，梨花猫回头丢下一句：“才不是怕水。”然后就翻过山坡消失了。宇智波鼬对三轮雅士的忽悠失败了，他只能自己一个人下水，沿着湖底一寸一寸的摸索，寻找自然能量的源头。他并不担心三轮雅士的安全，这附近没有大规模的查克拉反应，没有强大的忍兽或强大的查克拉怪物。忍者很会隐藏自己，但忍者不会在野外攻击身份不明的忍兽，这是忍者基本的禁止行为。每一条禁令背后都发生过血的教训，不能攻击忍兽，更是能够记录在教科书上的教训。每一个正规教育的忍者都知道，忍兽和查克拉怪物查克拉反应不同，但最大区别就是忍兽是有主的，是有背景的。查克拉怪物打了就打了，如果运气好把它打服了，还能带回家调教成忍兽。但打了忍兽就是打了他主人的脸，人家是要来报仇的。忍者们个个都小心地隐藏自己的秘密，很难确定陌生忍兽究竟属于哪位忍者。这个忍者的实力强不强先放一边，万一跳出来的忍者是自己的上司，你就说尴尬不尴尬？以后这日子没法过了。有些忍兽背后是一个忍兽家族，打了小的会蹦出来老的，比如小蛤蟆背后可能是楼那么大的蛤蟆文太，甚至还有个叫做自来也的家伙。除非能够确认是敌人，否则忍者不会攻击陌生的忍兽。三轮雅士的名声仅限于宇智波鼬家的附近，以及猫城堡之中，在忍界没有几个忍者认识他，所以他只要不跑得太远，就不会有危险。宇智波鼬集中精力探索着湖底，直到深夜时分才疲惫地爬上岸边准备休息。刚刚上岸，他就发现自己放在岸边的物资被动了，储存在风雾卷轴中的帐篷被支开，篝火也已经点燃，甚至还有一只折断了脖梗的兔子摆在篝火边。三轮雅士真是个可爱的忍猫呢，可惜不是田螺猫娘啊。帐篷多少有点歪斜，兔子没有提前放血，物资被翻过了。作为零食的鱼肉罐被吃了个精光，或许是吃完了才觉得不好意思，空罐子被整整齐齐的叠在一起。能看得出来，三轮雅士搞了一点破坏后已经不生气了，他甚至努力的做了很多弥补的工作。尽管做的并不完美，但梨花猫的心意宇智波鼬已经感受到了，他甚至还能感受到熟悉的仙术查克拉，强烈的感受证明他就在附近。但不知道是不是拉不下面子，三轮雅士并没有在篝火旁等待，也没有蜷缩在帐篷里面休息。宇智波鼬仔细的感知，能确定三轮雅士在外面徘徊，但却无法锁定他的准确位置。宇智波鼬非常了解三轮雅士，梨花猫同样非常了解铲屎官，他能精确的踩在他的心眼观测范围边缘。别扭的小猫，看来我得拿出大招了。猫草，一种对猫咪有致命吸引力的植物。猫棒，一种让猫咪欲罢不能的玩具。将猫草榨汁，浸透猫棒顶端的绒球，这就是勾引小猫咪的无上利器。15秒后，一只热乎乎的梨花猫就落到了铲屎官的陷阱中，被揪住了命运的后脖梗。不跑了好不好？你必须答应我，不会再逼我下水喵。我答应了，那我也原谅你喵。一人一猫对视着笑了起来。这只兔子是怎么回事？饭前的点心喵，晚饭的大块肉在那边。宇智波鼬顺着三轮雅士的指引，找到了一头被烧得黢黑的野猪，果然是很大的肉，最少也有600多斤的样子，嘴里的獠牙更是长达2尺半，比得上许多忍者使用的短刀，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野猪。川之国贫瘠的山地也不应该养出这样的巨大野猪，这家伙的体格完全称得上是山主。宇智波鼬开始仔细的检查，在刨开野猪的身体后，终于在五脏中感受到了尚未消散的自然能量和查克拉，以及更加稀薄的仙术查克拉。这竟然是一只可能掌握了仙术的山猪，难怪之前没有感受到大规模的查克拉反应。这头贪婪的猛兽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会优先城捕杀查克拉猛兽，将它们都变成自己的腹中餐。也许并不是三轮雅士找到这头猪，而是他主动找到了猫仙人，然后错判了三轮雅士的实力，最终在无法抵抗的仙术烈焰下一命呜呼。
战斗地点距离宇智波鼬只有30多公里，却没有被自己察觉到战斗的爆发，战斗必然是在一瞬间结束。三轮雅士的战斗力比他预料的强大，而且强大很多。600多斤的野猪对于宇智波鼬来说不算什么，去掉最容易有寄生虫的内脏，他扛起500斤的猪，快速地返回了湖边营地。山主的肉和普通野猪完全不同，切开后呈现大理石的纹理，显然是富含肌间脂肪的存在，肥而不柴，非常适合烧烤煎炸。于是宇智波鼬就把兔子丢在脑后，专心对付这头硕大的野猪，分割清洗，切片穿串，然后加大篝火，开始烧烤。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更何况三轮雅士善于控火，在他的帮助下，猪肉烤得外焦里嫩，仅仅是撒了点盐末，就能激发出让人食欲大开的香气。轻轻摇下，滚烫的肉汁就会在唇齿之间流淌，让人获得无与伦比的满足。尤其是对2位仙道修行者来说，更是能够体验到经过烹饪的自然能量的美妙。一条猪腿远远不能满足人和猫的食欲，于是宇智波鼬开始切割第2条猪腿。然而在分割中，刀刃在骨头的边缘碰到了硬物，发出了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同时一股奇异的力量被激发出来，让宇智波鼬心头一跳。难道这就是湖泊的自然能量之源？三轮雅士的运气这么好？哟，这是什么力量？特殊的自然能量吗？不是，这是查克拉。仅仅是几秒钟，宇智波鼬就明白刚才的判断出错了。这股力量散发出来，被稀薄之后，他就敏锐地分辨出来，不是自然能量，而是浓度高的不可思议的查克拉。三轮雅士没有这么敏锐的感知，在他的感受中，还是无法分辨的强大能量。宇智波鼬轻轻地将这个尖锐物包了出来，竟然是一片钉在野猪大腿骨上的奇物。它已经和野猪的骨头缠在了一起，伸手靠近，甚至触摸都没有任何反应，但用小刀轻轻一敲，就有星星点点的火星溅落。刚刚感受到的波动也随之爆发出来。三轮雅士也感受到了，这个波动的确是查克拉，不但浓度高的不可思议，而且还有强烈的刺激。将这个貌似金属的东西从猪腿骨上拔下来，仔细的观察，宇智波鼬发现这是个形似半个葵瓜子薄片，一面是崭新的断裂痕迹，另一面则是高温灼烧的痕迹。这个结构再加上感受到的刺激，好像有点印象，这是什么玩意来着？宇智波鼬苦苦思索，他确定不是这一世的体验，因为现在的他记忆力非常好，配合写轮眼的视力，能够轻松地回忆起任何细节，那就只能是上一世的记忆了。隔了一次死亡的记忆终究是模糊的，无论现在的记忆力有多么好，也没有办法修复早已模糊的记忆。最后宇智波鼬也没有想起有用的线索，只好将东西收起来。但让他和三轮雅士惊讶的是，这东西竟然不能被风物卷轴收纳，这可奇怪了喵！我从来不知道竟然有东西是风物封印不能收纳的。我倒是知道族长曾经说过，具有空间属性的忍具以及宇智波团扇这种神器都不能被封印收纳。空间属性神器，难道我的运气这么好？哟，千万要收好，不可以弄丢了。宇智波鼬将这个瓜子包裹上厚厚的丝绸，存放在木头盒子里，放到背囊的最下面，然后继续他的晚餐。但晚餐的后半场吃得十分不痛快，即便没有任何碰撞，那半枚瓜子依然是隔一阵就发出一轮查克拉波动，搅和的宇智波鼬心神不宁。这等于是一个大号的坐标显示器，动不动就向周围所有人宣告自身的存在，这不是忍者能够承受的风险。勉强吃完饭，宇智波鼬就开始尝试屏蔽瓜子。他换了自己拥有的所有容器，却都不能阻隔奇特的查克拉扩散，只有插在野猪的肉里，这半拉瓜子才能安静下来。问题暂时解决了，但宇智波鼬并不开心。他对三轮雅士说道：“问题是这肉会烂掉，之后怎么处理呢？”三轮雅士同样没有办法，他苦思冥想后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荒唐主意：“哟，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吃了，你那么能吃。”人和猫对视中，狸花猫的声音渐渐变小，最终低下头不敢再说下去了。宇智波鼬并没有生气，恰恰相反的是，他是真的觉得这似乎是个能用的办法。因为三轮雅士的话，他注意到了身体那违反常识的渴望。宇智波鼬这身体想要吃掉那个怎么看怎么都是金属的玩意儿，太荒唐了，太不可思议了。身体的渴望从一开始就存在，但最初被宇智波鼬误以为是对猪肉的渴望，把野猪的一条腿吃得精光，依旧不能消减饥饿的感觉。看到这半个瓜子时，身体的渴望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根深蒂固的常识直接否定了身体渴望的正确性。人不能直接吃金属，所有的类金属物质对于人都是毒素，原子量越大，毒性就越强。重元素金属中会有个别毒性特别强。总之，所有的金属都不能吃，这是铁律一样的常识。这就是修行者中最可怕的知见障，曾经的正确的知识和见识成为认知新事物的最大障碍。如果不是三轮雅士荒唐的提议，宇智波鼬很可能会错过身体的渴望冲动，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因为人体强大的习惯力量可能再也没有下一次了。但知见障哪有这么好破解的？就算是察觉到了身体的渴望，就算是一路修仙过来都是依靠身体的爽作为指引，但宇智波鼬还是陷入了纠结。脑子不能吃，金属怎么能吃？身体想吃，脑子怎么吃？就算是牙齿不会崩掉，喉咙、食道、胃呢？身体想吃，脑子吃到肚子里怎么消化？这么尖锐，能够进入猪腿骨的东西会割破肠子的。身体想吃，脑子我去，身体想吃，脑子。最终，宇智波鼬的身体击败了脑子，想吃那就吃。他看向忐忑不安的三轮雅士，微笑着说道：“谢谢你的提醒呀，我觉得吃掉确实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三轮雅士，喵，你别吓我，我不会怕你的，你死了也不是我的错。喵，不要吃啊！
狸花猫当然无法阻止宇智波鼬，他用最决绝的态度将这半拉瓜子丢进了嘴巴，然后闭上眼睛，狠狠地咀嚼起来。咯嘣咯嘣，嘎吱嘎吱嘎滋滋，随着牙齿和奇物撞击，发出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声音，有的如同珠玉破碎般清脆，有的如指甲刮黑板一样刺耳。那个奇物破碎了，尤其是宇智波鼬下意识调动火属自然能量辅助，它明显的出现了软化，渐渐变得如同牛皮糖一样柔软，甚至表现出来很大的粘性。随着奇物的软化，喉咙不再抗拒吞咽的动作，将碎渣一波波送进了食道，食道蠕动着将它们送进了胃囊。宇智波鼬突然间发现，原来自己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胃，那不是胃，那是熔炉，烈焰熔炉。奇物碎渣进入胃囊后，并没有刺激胃液或胆汁分泌，反而是火属自然能量自发地聚集到胃囊中。自然能量凝聚成炽烈净白的火焰，熔炼着那些碎渣，并将融化后的物质继续分解成无法感知的物质，然后吸收了。胃竟然吸收了那些无法感知的物质，部分送进了血管，经过心脏流向了全身，部分被送进了经脉，融入到自然能量的洪流之中，触发了他不能理解的变化。身体对于自然能量的变化并没有异常反应，甚至开始出现了兴奋的迹象，这是宇智波鼬很熟悉的感觉，那是突破开始的表现。他笑了，对惊魂未定的三轮雅士说道：多谢你的提点，我终于找到我的道了。我的道在于吃啊。喵！下一瞬间，强大的自然能量从宇智波鼬的身体中爆发出来，筑基进入了新的阶段，新的属性自然能量开始汇聚。火生土，土生金，这是前世蓝星上的道家五行轮回学说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宇智波鼬从火着手，筑基后自然引入土。既然前面真的实现了，那么接下来再突破肯定是需要金，可忍界没有，这成了困扰宇智波鼬的一个大难题，也是最近心魔频发的根本原因。心情紧张，心理上就容易犯病。要不是能够通过一些方法解决心形，直接消灭心理疾病，宇智波鼬高低是要罹患抑郁症或 PTSD 之类的高端玩意。今天他在身体的说服下，吃掉了一片蕴含奇特查克拉的金属片，却补充到了某种说不出的元素，激起了自然能量的反应。筑基期正式进入了下一阶段。风，无形而有质的风涌动起来，天地间的风属自然能量受到牵引，排斥了其他所有的属性，以纯粹单一风属自然能量从口鼻之间灌入了宇智波鼬的体内，汇聚于他的肺部。金化风，竟然是金化风，这没有道理，完全没有道理。但玄学和科学其实都是一回事，可验证的事实永远比道理大，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前世的五行理论可以抛弃了，他在这个真正超凡的世界不能匹配事实，那就说明这个理论有错误。自然引入了风属自然能量后，宇智波鼬的肺脏立刻就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呼吸之间的风声宛如虎啸狮吼，震慑力十足。三轮雅士明知道这是宇智波鼬，但本能的畏惧依然让他浑身战栗，甚至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在呼吸如雷的同时，宇智波鼬也感觉到胸口积郁了一口气，就像岔气了一样，吐不出来，吞也吞不下去，噎得十分难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甚至感受到了一丝丝窒息的恐惧。他的脸色渐渐憋红，青筋一个个绷起老高，一股一股的十分骇人，甚至比日向一族开白眼还要恐怖。三轮雅士被吓坏了，围着铲屎官团团乱转，慌慌张张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能帮助到他，哪怕一点点也好。就在他焦急地擦过宇智波鼬的脚踝，微弱的查克拉和火属自然能量顺着尾巴进入了他的体内，然后自然地融合成仙术查克拉。伴随着这一操作，宇智波鼬的心声也在他的心中响起：三轮雅士，快跑，跑远点，我要憋不住了。喵！什么憋不住了？降吗？别问了，快跑！我没事的，不跑你就要有事了。好喵！出于对铲屎官的信任，三轮雅士以最快的速度丢出去一发火矢，命中了远处山坡上的树干。这种仙术的威力极小，也就能点燃木头大树房子什么的，除了速度够快，简直是毫无优点。但速度在三轮雅士这里就是优势，在大树被点燃的瞬间，他也在自己面前拍出一团火焰，然后跃入火焰中，瞬间抵达了火焰刚起大树树杈上。足够远了喵？我也不清楚。雅士，你捂住耳朵。眼看狸花猫趴在火焰熊熊的树上，用前爪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宇智波鼬终于放心下来。他张开嘴，尽全力将堵在胸口的一口气吐出来。炸！惊雷炸响，尘土飞扬。其实宇智波鼬发出的声音并不大，吐出的气只能吹起地面上的灰尘，但那一声呵斥能够直入心灵，能惊亡魂和心魔，能摄心可破幻。这是炸雷，这是神通。但宇智波鼬心里想的却是，怎么不是哼哈二气呢？下一秒，他自己就笑了。能在筑基期掌握炸雷这种涉及神魂神通，已经是矫天之幸了。哼哈二气是什么样的神通？那可是真仙都羡慕的顶级神通。自己什么水平，还敢奢望封神中的神通？如果现在的宇智波鼬有了这种神通，那就是纯纯的白给。他用出来的话，最好的结果就是和敌人同归于尽，但实际情况应该是他把自己给哼死了，神通却根本发动不起来。事实上，炸雷的威力足够了，尽管附带的物理伤害效果拉胯到只能吹灰，但炸雷神通真正的威力体现在精神层面。远处山头上的三轮雅士在听到炸雷的呵斥后，就处于身心错位的状态，不要说跑步，他就是趴着都觉得天旋地转。忍者的战斗往往在瞬间分出生死，战斗中被陷入这样的负面状态中，就等于是死亡。只不过刚刚那一声炸雷是神通诞生的第一声，具有天运的加持，代表着神通威力的巅峰。宇智波鼬凭借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发挥出如此可怖的威力，也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的修炼，宇智波鼬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再现今日天运加持下的威能。到那时，
宇智波优就厉害了，在决战的时候，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随便嚎一嗓子，所在的阵营就能轻松赢得战争。真战略武器。筑基期的修炼有了阶段性的突破，在此之前，经脉的呼吸涨落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如果说之前是涨落数值为3合1，现在涨落数值已经达到13合4，最低的低谷时也比突破前最高峰的时刻更强。这就意味着宇智波优状态最差时使用的术，也比之前状态最好时的术威力更大，施术速度更快，控制力变差了。宇智波优双手一合，经脉内的自然能量涌动，激发身体细胞内的查克拉，间接的施展了忍术。虽然隔了一层，但施术速度却是极快，几乎是动念之间，火遁忍术就成型了。火遁，好火灭犬。和宇智波斑用嘴吹出去不同，宇智波优全身冒出螺旋的火焰，冲天的火焰在他的头顶聚集转向，向着他视线所及之处喷发而出，瞬间就将足球场大小的水面煮沸。但他随即发现自己控制不住火焰，其实也不是完全控制不住，而是反馈极为迟钝，收势肯定收不回来的，甚至连迅速调整忍术攻击方向都做不到。显然这是他的精气神失衡了，代表金的身体强壮过头，突破时导致代表气的自然能量和查克拉过于欠打，以至于代表神的精神没有足够的控制力。但宇智波优立刻否定了这个推论，因为精壮足以养气，但不可能瞬间转化为自然能量和查克拉，这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肯定是别的原因导致他的气强胜过头。这个原因也很容易确定，那个被我消化了一点残渣的瓜子型金属，只能是他了。他究竟是什么来历？精气神三者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其中一个因为外力导致太强，很容易出问题。暂时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失控了。随着突破完成，风属自然能量融入经脉，宇智波优的胃囊消化力更进一步，奇物金属的消化速度变快，自然能量和查克拉都随之出现了急速增长。但增长速度完全失控，这是最坏的情况。宇智波优明白，他必须把气的增长速度压制下来，绝对不能让气独大，否则身体和精神都会被拖垮。于是他全力封闭毛孔，阻止自然能量的灌入，借助自然能量压制身体细胞，让细胞作为蓄水池容纳更多的查克拉。最重要的还是降低胃囊的消化能力，停止对奇物金属的消化，釜底抽薪的降低增长速度。在此过程中，宇智波优无思无想，身体自然呈现混装动作，全身随气机的流动变化，做出种种动作，自然而然。外界的自然能量骚动早已结束，这只是筑基期的一次阶段性突破，和百日筑基突破筑基期的骚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炸雷的效果逐渐消退，三轮雅士恢复了正常，立刻通过火焰跳跃回到了宇智波优的身边。但此时宇智波优的混元桩已经进入自然通灵境，收敛了全部的气息，封闭一切内外沟通渠道，整个人融入了天地自然。这是一次大机遇，忍界向宇智波优展现了丝丝最底层的规则，宇宙运转的规律更是一览无余。但在三轮雅士看来，宇智波优确实是莫名的进入了静默状态。随着沉默的持续，三轮雅士也陷入了惊慌。狸花猫开始蹲坐，然后围着宇智波优转圈，最后跳到他的肩头，在他耳边喵喵大叫。在完全得不到回应后，他急得伸爪子抓挠他的头发，甚至伸出舌头舔舐他的脸颊，只求能够唤醒他。三轮雅士真的急了，此时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习惯了和宇智波优的相处，无法想象未来的喵声没有了铲屎官，他该怎样活下去。好在宇智波优并不是出问题，而是进入了奇妙的灵境，以修者的术语来说，这就是顿悟。对宇智波优来说，气既包括经脉中运转的自然能量，又包含身体细胞中的查克拉，而这两者的情况却是不同的。随着奇物金属的消化，自然能量受到强烈的刺激，新容纳的风属躁动不安，火属随之被牵连，全靠土属辅助镇压。在镇压之余，还要保证风属的增强，以便尽快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免得风属自然能量遭到过度压制而一蹶不振。查克拉又是另一种情况，消化的金属释放出大量的查克拉，查克拉的量不是特别恐怖，但查克拉的质超出了宇智波优的理解范围。如果说奇物金属释放出来的查克拉是钢铁，宇智波优反复锤炼的查克拉就只是水蒸气，双方没有丝毫的可比性。面对这样的差距，他的查克拉毫无抵抗的余地，只能任凭自身细胞被查克拉灌注进来，反客为主的融合了原有的查克拉。如果不是宇智波优的根基是仙道，而且筑基后自然能量足够强大，奇物金属的查克拉很可能会侵入经脉，到时候外来查克拉接触到自然能量，两者自动结合形成仙术查克拉，宇智波优就完蛋了。他的道途将会被摧毁，被迫回到忍界传统仙人的道路上，战力飙升的同时，长生之路近乎断绝。忍界本土的仙道在战斗方面非常厉害，六道仙人凭借仙术能够越级打赢他的母亲，千手柱间凭借仙术能够力压宇智波斑，漩涡鸣人凭借仙术能够强打轮回眼。但那又怎么样？宇智波优根本看不上。要知道，大筒木羽一和大筒木羽村原本是长生种，就是因为修炼了这种仙术，都没有能够活够1000年，就双双死亡。灵魂躲到净土，那也是死亡，总没有长生9世来的舒坦。蛤蟆丸老的不成样子，白蛇仙人困顿不堪，只有阔鱼仙人情况不明，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情况。总之，这样的仙道大有问题，在宇智波优心中就是渣渣，不能长生的仙道，那是什么垃圾？但平衡何其困难，尤其是精气神在突破时受到了外力的干涉，导致气倍加增长的时候，宇智波优自己根本做不到平衡。幸亏他进入了顿悟状态，顿悟中他的神魂契合于天地自然，天地自然也接纳了他的身体，使之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人体不过是小自然，与天地自然的大千世界全然没有可比性。宇智波优的身体进化，查克拉和自然能量增长，精神成长，三者差距极大，
但纳入天地自然后，所谓的差距就显得微不足道，甚至是那么的渺小。在自然的大平衡中，这点差距无声无息的就被消弭，精气神达成平衡，消化能力也随之被控制。内外自然沟通的协调下，奇物金属作为成长的元素，成功纳入了宇智波鼬的生命系统。宇智波鼬的身体随着新生命系统完善，渐渐和天地自然产生了隔阂，一点一点的从天地自然独立，他的神魂也同步从天地中被排斥了出来。至此，此次突破的危机彻底消除，顿悟的机缘也彻底结束。宇智波鼬因祸得福，在筑基进度上大大的跨进一步，在全新的查克拉带动下，身体力量直接翻倍，精神也出现了巨大的增长。在心灵世界中，新的星形已经孕育了出来，正在进行最后的固形，也不知道这个属于废葬风系的星形会是什么形态。但更大的收获还是顿悟中看到的最底层的规则以及宇宙运转的规律，尽管他看不明白，更是记不下来，只是在心灵深处有了一点点的印象。但这已经是足以受用一生的宝贵财富，需要宇智波鼬一生的时间慢慢的消化，而这个一生的时间很可能是无限的。就算是现在，宇智波鼬也已经有了重大的收获。在顿悟中，宇智波鼬借助天地推演，证明前世的修真体系不可行，人界现实存在的自然能量和修真体系最基本的五行规则都对不上，更上层的法则建筑自然也是错漏百出，而且越向上无法弥合的错误就越大，以至于根本推演不出原因的存在。在人界修真体系的道路走不通，哪怕是表面上的相似，也只到金丹为止，再向上走就全然没有可借鉴的元素。此次推演让宇智波鼬深刻的明白，他从火属入道时幸运到了极点，换任何一个属性开始，他都无法建立风火土的三元平衡。无论是水火间的冲突，亦或是风雷间的激荡，都不能达成最基本的稳定。宇智波鼬根本没有机会契入天地自然，那样他今天的突破结果只有两个：要么自然能量和查克拉融合成，他独有的仙道就此终结，成为忍界本土的普通仙人；要么自然能量大暴走，现在就是他生命的终点。天地推演的另一个收获是，宇智波鼬确定了筑基期的晋升阶段，以及实现各个阶段的修炼方法。但此时此刻，宇智波鼬已经深感疲惫，他甚至不愿意回忆修炼方法的细节，这是精神力接近枯竭的表现。宇智波鼬知道自己需要休息，需要真正的睡眠，于是他停止了深入的思考，恢复了自身的五感，马上就感觉到了脸颊上的不同。这是谁在舔我？只能是三轮雅士，嘿嘿，这么的主动啊！受此刺激，宇智波鼬的精神略微振作，他勉强睁开眼睛，看向肩膀上的梨花猫，小声地问道：“梨花酱，你如此的主动，让我十分的意外呢。”三轮雅士终于得到了回应，心情骤然放松，竟然脱口出：“我还以为你死了，吓死本喵了。确实是差点死了，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我需要你的帮助。需要我做什么喵？需要梨花酱的 kiss， 如果是猫娘的就更好了。”梨花猫大怒，喵喵叫着，抡出了1秒9下的爪子，狠狠地打在宇智波鼬的脸上。这既是他发泄恐慌的情绪，也是掩饰他害羞窘迫的心情。该死的，他怎么敢调笑本喵？混蛋，我什么时候接受梨花这个名字了？总之，这该死的铲屎官必须要给他个狠狠的教训，把他脸打开花。两位道侣之间的打闹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宇智波鼬是真的累极了，他很快就陷入了彻底的沉。三轮雅士再生气，也不好拿睡死过去的宇智波鼬撒气，关键是没有回应时，没有那种爽的感觉。所以梨花猫决定等铲屎官醒来，再把他打一顿，要比挠花脸更狠。宇智波鼬一觉睡了整整2天，才精神饱满的醒来。三轮雅士等的时间太长，已经消化了所有的负面情绪，没有了再次教训铲屎官的想法。他轻易的用一个理由说服了自己，交流仙道进步的心得，比发泄自己的情绪更加重要。这是每个有志于仙道的仙人必须要有的素质。当然，这只是宇智波鼬刚刚开始传播的观念，接受这个理念的只有三轮雅士。在忍界，压根没有这样基于道家哲学思想的拓展开来的思想体系。忍者也好，仙人也好，只有纯粹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很好，只有实用主义才能脚踏实地，解决最现实的问题。但过度的纯粹的实用主义就不好了，这会导致追求最短时间获益的利益，无法顾及任何长远的利益，比理想主义更容易陷入自我内耗的怪圈。实用主义极致化，非常容易教条化，之后就会形成无法自我解脱的困境，不具有自我挣脱的可能。六道仙人、大蛤蟆仙人、白蛇仙人、阔鱼仙人似乎也都陷入了各自的困境，他们各自寻求前进的方法，错误地把足迹关注的某个方面或某件事当作自己的道。只有在优秀的哲学思想指导下，长生种的攀登者才能明确前进的方向，因为方向正确才能有效地判断对错，因为未来有希望才能约束自我欲望，不会中途堕落。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现在还不起眼，但他们的未来可期，前途光明，终有一天会将所有人都甩到自己的身后。另外，挠得宇智波鼬满脸开花后，那些伤痕几秒钟就消失了，这个事实也确实让猫很无奈就是了。关于仙道突破的交流一直持续了30个小时，宇智波鼬精神都有些萎靡了，而大量的接收信息且全神贯注的思考，更是让三轮雅士精疲力竭，脑袋一抽一抽的疼，他必须要休息了。而且，哟，我饿了喵！宇智波鼬笑着站了起来，好啊，我来做点吃的。两人来到这里已经超过4天，大多数的食物都已经吃光，食材只剩下了那只巨大的野猪。宇智波鼬走过去，上上下下的打量野猪的身体，决定用猪肋骨做烤猪排，整扇的烤猪排。三轮雅士已经非常疲惫，所以时间非常紧张，既来不及腌制，也来不及慢火烤制。宇智波鼬决定用特殊的手法烹制猪排。首先用火焰煮沸1片湖水，然后将整扇猪排丢进去焯水，清除血沫的同时，也将猪排直接煮熟。
同时，宇智波鼬拿出铁锅架好，将猪板油炼制成猪油，猪油渣被当作零食先行投喂，让狸花猫提神，不至于饿着睡着了。将煮熟的猪排从沸水中提起来，用锋刃穿透数百个小洞，抹上宇智波鼬秘制的烤肉酱，裹上厚厚的一层酱料后，投入油锅炸。沸腾的高温油蒸发了猪排的水分，也裹挟着酱料以最快的速度渗入到肉质的深处，也让猪排的口感变得紧实富有弹性。宇智波鼬看准火候，在水分蒸发大半后，将猪排提起来，用仙树之火包裹猪排，高温的火焰瞬间烤干了表面的油脂和水分，将猪肉香味被彻底激发出来，同时也赋予猪排烤肉特有的香味。不到10分钟，香喷喷的烤猪排就制作完成了，诱人的香味激起了三轮雅士的食欲，短暂的振奋了他的精神，使得狸花猫在昏睡前能够饱餐一顿。在三轮雅士享受美食的时候，宇智波鼬趁机进入心灵世界，他想看看刚刚定型的第三星形究竟是什么样子。第三星形拥有雪白柔顺的毛发，蓬松柔软的大尾巴，蓝色水灵的眼睛，和宇智波鼬对视时还会发出甜美的叫声，奶声奶气的。第三星形是白猫，可以称之为费狸。宇智波鼬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它，同时也觉得有点怪怪的。他已经在现实中养了三轮雅士，为什么会在心里还有一只猫？这可真是太好了！这可是不受限制的养2只猫，红旗和彩旗呢，嘿嘿。突然，宇智波鼬惊醒了，他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劲，他不应该直接就喜欢上了，就算是再喜欢猫，也不应该第一眼就接受它，这不是他宇智波鼬能够做出的决定。在3年前缔结猫城堡契约的时候，宇智波鼬第一眼就看上了三轮雅士，但他还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狸花猫相处，最终才签订了通灵契约的。第一星形金丝猴和第二星形当康同样很可爱，宇智波鼬却并没有产生喜欢的感觉，因为这都是自己的部分性格巨蟹，没有道理会特别喜欢。宇智波鼬的心中快速思考，无数的信息被翻出来对照，终于他找到了答案。哭哭，费狸的原型竟然是哭哭，是《山海经》记载的神兽，霍山多构树，山中有兽，形似狸，长白尾，有鬃毛，名曰肥肥，人养之可解忧愁。神话时代就靠卖萌求生的神兽，难怪会让我一眼沦陷。仙道的交流突破后的体会都只能短暂影响对湖泊的探索与开发。当所有的事情告一段落，宇智波鼬就继续深入湖泊寻找。幸运的是，宇智波鼬突破的时候，风属自然能量爆发了骚动，小半个湖面都被影响到，他们要找的自然能量之源就在这个范围内。按照突破那一天感受到的位置，宇智波鼬轻松地找到了自然能量的源头，那是掩蔽在层层落石下的一条崭新裂缝。从周围的地形判断，裂缝是在山崩时形成的。当对面的山峰整个砸落下来，猛烈的撞击山谷底部，巨大的震动从撞击点四面传导，在山谷拐角的位置形成聚焦，硬是在厚实的岩层上撕裂出一条裂缝。宇智波鼬还发现，山谷左右的山峰都是沉积岩，但裂缝附近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石灰岩，说明这条裂缝非常深，深入到了另一种岩层范围。而且裂缝还是活水泉眼，富含自然能量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向外流淌，为整片湖泊带来了自然能量。宇智波鼬收集到一点泉水，带到岸上和三轮雅士一起研究，他们都闻到了淡淡的鱼腥味，证明泉水的源头有大量的生命。宇智波鼬笃定地说道，应该是连通到了一条地下河，这个地下河里有不少的动物，暂时没法判断自然能量具体的来源，除非我们扩大裂缝，然后钻进去深入探索。三轮雅士的脑袋摇得就像拨浪鼓，不行，绝对不行，到此为止。宇智波鼬这次没有坚持，而是点头表示赞同。地下河探索太危险了，哪怕他解决了水下呼吸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迷路的问题，这是非常致命的危险。同时，地下河与正常河流不同，河水中的含氧量并不是稳定的，就算是掌握了水下呼吸，也不能保证安全。很多地下河在岩层中流淌一段距离后，就会因为岩层吸收氧，导致某一段水体成为无氧的水域。进入这样的水域，除了本地特化的低消耗种群，即便是鱼类也会被活活憋死。宇智波鼬说道，不能深入探索的话，终究是有隐患的，地下河的生物可能会进入湖泊，也许会给我们和忍猫带来危险。三轮雅士皱眉道，那是自然能量的来源，肯定不能堵死，但可以堵成很小的孔洞，至少能够阻止大型生物入侵。好主意，把裂缝堵住大部分，然后集中设置多层陷阱，用有进无出的陷阱阻挡并捕捉可能出现的地下河生物，这样不但可以防止地底物种入侵，还能通过研究捕获的动物，掌握一些地下河的情报。最重要的自然能量之源搞清楚了，后续工作计划也确定下来，剩下的工作就可以交给猫城堡负责。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一边监视裂缝和湖泊的变化，一边继续专心的交流和修炼。即便已经交换了突破的情况，两位通灵契约者的交流依然非常重要。他们都是仙人，但分别走了不同的仙法道路。宇智波鼬是靠着前世小说的设定、道家哲学的理论、忍界的查克拉理论，再加上自己的胡思乱想，糅合在一起后，依靠绝对的幸运莽出来了一条道路。经过顿悟后，他已经明确抛弃了修真小说的体系，另外推演了都属于自己的筑基期修炼方法，但在具体修行中依然有无数的问题需要尝试和解决，非常依赖和道侣交流，激发自己的灵感。三轮雅士则是跟着宇智波鼬相处3年，不知不觉地接受了道家哲学思想，加上道听途说的3大圣地的仙术情况，对于仙道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正是心中有了对仙道的思考，当宇智波鼬筑基时，三轮雅士才能感受到自然能量暴动，成为了第一个猫仙人。两位仙人的仙道都基于对自然能量进行5分，又都从火属自然能量起步，彼此之间的起点非常相似，但他们对仙道的理解并不一致。宇智波鼬以纯净自然能量为根基，兼容查克拉忍术体系，走上了追求5行俱全的道路。
强大而复合的力量，躁动而平衡的心灵，使得他能够纯化宇智波家族血脉，挖掘血脉深处的潜力，衍生出不可思议的神通。三轮雅士以火属自然能量和火遁查克拉结合，生成火属仙术查克拉。或许是因为过于纯粹，排斥其他属性自然能量，所以狸花猫走上了追求纯粹的道路，在火系的规则中深挖力量。他们两个作为各自道路的开创者，完全无法参考传统的忍界仙人，因此非常依赖彼此，需要对方的进展验证自己的道路是否正确。宇智波鼬在突破时顿悟，推演出决定性的成果，对三轮雅士来说是无上的好消息。他需要参考铲屎官的知识，修正自己前进的方向。讨论和争辩是他们相处的主要活动。等待猫鼬的第4天上午，一人一猫争论火属自然能量的运用技巧，正在争得面红耳赤时，他们突然同时发出惊疑的声音。三轮雅士疑惑地问道：“是忍者吗？”宇智波鼬确认：“没错，是忍者，而且人数不少于4个。”宇智波鼬很快皱眉道：“4个人都满身的杀气，来者不善啊！老规矩，我挡在正面，你到外围策应。”狸花猫点头，随手施展火焰跳跃，钻入火焰，消失不见。宇智波鼬挥手掀起一阵大风，消除了同伴留在地面上的痕迹，也吹散了他留在空气中的味道。确认味道彻底消散，他开始装模作样收拾行囊，伪装即将离开的样子。几分钟后，从山谷两侧的山坡和南方的河道出现了3个忍者，他们隐隐地将宇智波鼬包围了起来。宇智波鼬立刻做出了反应，他将行囊丢下，抽出直剑戒备。顺着大坝快速攀登的沙银忍者速度最快，他很快接近并停在手里剑射程边缘。仔细地观察了宇智波鼬的样子后，他大声喝问：“木叶忍者，你在这里做什么？”按照忍者间遭遇的规则，宇智波鼬用最强硬的语气回应道：“我是木叶忍者，这里是川之国沙隐忍者。按照规则，你们没有资格询问我的情报。”左侧山坡上的沙隐忍者快速地下山，同样逼近到手里剑射程边缘停下。他大声地嘲弄道：“按照规则？木叶地下人可真是天真，要知道所有的规则都是实力的体现。现在我们有3个同伴，你没有资格拒绝我们的询问，否则我们就只能动手拿下你，然后再慢慢的审问了。”宇智波鼬白拉开了战斗的起手式，冷声说道：“你们可以试试。”宇智波鼬没有穿中忍马甲，没有露出宇智波族徽，收敛了自身的气息，误导沙银忍者将他判定为下人。这是扮猪吃老虎的策略，但更重要的是，误导是他幻术的起手，专门配合写轮眼未开启时的预热。真实力量的强大和伪装成功的下忍形象，在3个沙银忍者心中形成了隐晦的冲突，在宇智波鼬的精妙的操控下，不知不觉就撬开心灵缝隙，种下幻术的种子。左侧山坡上的沙隐忍者快速顺着堰塞坝逼近，也许不是自大，而是伪装，单独的下忍不该出现在外国，他可能有问题。南边的沙银忍者断然说道：“可能有问题就拿下他，然后审一审。”宇智波鼬怒吼道：“混蛋！沙隐村是想要和木叶村开战吗？开战？就你？”南边的沙银忍者冷笑：“你的命可不值钱，不会让木叶村和沙隐村开战。”当左侧的沙银忍者终于也到达手里剑射程时，他突然喝道：“攻击！”3个沙隐忍者同时踏入了手里剑的射程内，各自投掷出手里剑。宇智波鼬右手一晃，收起了直剑，手指间夹满了10字手里剑，投掷向正前方和右侧，整个人却向左侧倾斜。就在他准备发力冲向左侧的敌人时，他身后的湖水中浮出一具傀儡。傀儡大张的嘴巴贴着水面，喷出10几枚铅本。宇智波鼬警觉后骤然转身翻滚，但距离实在是太近，最终被3枚铅本打在躯干上。他想要拔出铅本，却突然无力地摔倒在地，趴在地面上缓缓地蠕动，似乎非常的不甘心。沙隐村傀儡师的铅本自然是有毒的，从发作的速度看，这毒素的毒性相当猛烈。看到伏击得手，3个沙隐忍者反而后退一步，回到了手里剑的射程外。发起偷袭的傀儡也重新沉入水下，操纵的傀儡师在远远的水面上浮出，站到水面上后，所有的沙隐忍者都没有前进，他们非常谨慎地等在远处，就像一群秃鹫在等待目标死亡才会靠近分食一样。宇智波鼬趴在地上，努力而徒劳地挣扎，但这样的挣扎竟然持续了好几分钟，宇智波鼬还是没有死。4个沙隐村的忍者看到目标不死，反而放松了下来，开始小心地围拢上去。南方的沙隐忍者非常谨慎，尽管早就知道部下的手段，他还是向湖面上的傀儡师确认道：“他不会再伪装吧？”傀儡师信心满满地回答道：“不可能，没人能想到我在铅本上抹的不是致死毒药，如果没有命中他，肯定会趁机装死，而不是一直挣扎。队长，你太谨慎了，流沙君的办法非常精妙，不但能控制目标，还能鉴别命中，还从来都没有失败过。”“谨慎总是没有错的。”傀儡师冷笑道：“木叶的忍者名气不小，也不比小国忍者强嘛。上次战争我们怎么会输给这样的忍者？”左侧的沙银忍者是个胡子拉碴的下人，被傀儡师的话勾起了战争的回忆。他下意识地感慨道：“木叶忍者有很多弱的不像话，但也有真正厉害的家伙，就像白牙。”南方的队长悚然色变，打断了他的感慨：“住口！你想死吗？”傀儡师也是脸色大变：“海野龟府大人就在附近，你个混蛋，想要害死我们吗？”胡子忍者脸色惨白，向所有人连连行礼：“非常抱歉。”队长沉默了一会才说道：“不要受罚的话，就不要说漏嘴了。”是。沙隐忍者围着宇智波鼬站成一圈，左侧山坡上的忍者正在检查附近的生活痕迹，评估宇智波鼬在这里的活动时间。领头的忍者说道：“其实这个木叶忍者还挺厉害的，差点就从芥田君手下跑掉了。”傀儡师闻言踢了鼬一脚，然后说道：“确实不错，撤！我记住你了。”领头的忍者继续说道：“既然抓住活口就审问，看看他是不是知道什么情报。”
这时，检查生活痕迹的忍者走了过来，无精打采地说道：“何必白费劲？我们在川之国找了快1个月，什么都没有发现。这个木叶忍者在这里最多待了4天，难道还能从他嘴里知道风影的情报？”终于过来了，趴着的宇智波鼬突然闷声闷气地说道：“这可说不定，我还真知道。”4个杀银忍者惊呆了，他们惊恐地拿出武器和起爆符，想要围杀这个伪装中了千本的敌人。但宇智波鼬已经提前抽出了直剑，剑尖轻快的跳跃，几乎是同时点在每个敌人的手腕上。锋利的剑尖刺入并不深，却恰好切断了他们的手筋，废掉了忍者大部分的战斗能力。那个拿出起爆符的杀影忍者更惨，他老道的第一时间选择同归于尽，自然也被宇智波鼬针对性攻击，10根手指全都特意削掉，并且最后一剑捅进了他的经脉节点，打断了查克拉的流动，彻底毁灭他激发起爆符的能力。宇智波鼬确认大获全胜，这才说道：“我知道你们的风影失踪了，现在你们也要失踪了。”杀影忍者此时都明白了，自己倒霉的遇到了善于钓鱼的强大忍者，他们毫不犹豫的就要逃跑，想要将情报传递给自己的上级，却发现自己的脚不知道什么时候沉入了地下，地面竟然和腿完全融合，根本是动弹不得。绝望的杀银忍者毫不犹豫的试图自杀，宇智波鼬睁开自己的3勾玉血轮眼，引爆了种在他们心灵中的幻术种子，让所有杀银忍者丧失了查克拉控制力。不过他没有夺走敌人的感知和行动力，没有查克拉，忍者就算是能够控制身体，他们又能做什么呢？领头的杀银忍者疯了一般的嘶吼：“宇智波，你竟然是宇智波！你怎么能是宇智波？宇智波怎么能这样不要脸？”宇智波鼬笑着回答道：“你们人多呀，还有你这个特别上忍带队，要是让你们跑了一个，我就有麻烦了。相比于麻烦，我比较能够接受损失一点骄傲。”他轻松地拍打身上的泥土，顺手拔掉了钉到负重上的3根铅本。躲起来的三轮雅士也悄然出现，他忍不住夸道：“哟，你真厉害，顺着对方的偷袭伪装，轻松拿下一个上人小队。果然你说的有道理，高明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身份出现。但你是怎么知道毒针不是致命的毒素呢？”宇智波鼬笑着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回答道：“我也是一个优秀的忍者呀，只要闻一闻气味，我就能分辨出毒素的大致效果。”三轮雅士感慨道：“这么厉害的你，却刻意的隐藏自己，默默无闻到今天，真是辛苦了。为了自由，辛苦也是值得的。要是出名了，身为宇智波的我不可能领 C 级任务就跑出村子。也是喵，没名气，你都和根部对上2次了。要是出名，真不知道会有多麻烦。木叶村好可怕。”宇智波鼬揉了揉三轮雅士的脑袋，反驳道：“你说错了，木叶村并不可怕。其实我4岁就开始计划叛逃了，可是我通过收集的情报发现，木叶村已经是忍界最安全的地方，哪怕对一个宇智波来说，木叶村也是最安全的。村子外面才是真正的地狱。”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指着4个俘虏说道：“他们每一个都是杀气外露，显然是刚刚见过血的。雅士啊，你想一想他们来的方向，就知道他们杀了谁。”三轮雅士沉默好半天，才缓缓地问道：“九森村的村民？可杀影村的忍者，他们没有理由杀人啊。”宇智波鼬叹道：“三轮雅士，你接触的忍者都是木叶忍者，所以你有了个错觉。木叶忍者被教育得很好，哪怕是根部忍者杀人，也是需要理由的。比如我是一个宇智波，比如妨碍他们执行任务了。但其他村子的忍者还没有这么文明，他们杀人的理由很无理，或者说，忍者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不杀人才需要理由。”宇智波鼬用手指指向领头的杀银忍者，红色的血轮眼转动，询问道：“告诉我，你们为什么杀那些川之国的村民？”杀银忍者呆呆地回答道：“海野龟府大人下令屠村，我们按照命令杀人。这个什么海野龟府什么来历？你认为他究竟是为什么下令杀人？”海野龟府大人是海老藏大人的儿子，大人的任务没有完成，没有找到3代风影大人的踪迹，有可能是因为心情不好，想要放松心情，正好遇到了川之国的贱民，杀了就杀了。屠村为了放松心情，正好遇到，杀了就杀了。就算是早知道是这个结果，宇智波鼬还是被噎得难受，心中的怒火和杀机一波波的涌起。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九森村的村民和宇智波鼬分别刚过去几天，他们的形象，他们和自己的对话，在他的脑海中还清晰的可见可闻。村长代表所有村民感谢他帮助，想要给他最大补偿的努力，仍然历历在目。这些活生生的人就死了。海野龟府只是因为心情不好就杀人。现在宇智波鼬的心情很不好，他也想杀人。三轮雅士与宇智波鼬心意相同，喵呜一声从他的肩膀上跳下，迈步向南走去。走吧，我们去九森村喵。宇智波鼬没有收拾包裹之类的东西，只是从中拿出几件装备，便跟着狸花猫的脚步向南前行。这个忍界不好，很不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堪比地狱。我之前没有任何自保的能力，只能在木叶村藏着保命。现在的实力足以自保了，却又无法忍受其他人当面的恶行。我现在的感觉就像是被人踹了一脚，心里窝火。毫无疑问，这样的情绪会极大的激发心源的躁动，但宇智波鼬没有去镇压它。现在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强压，而是发泄。宇智波鼬的眼神渐渐锋利，他喃喃道：“我还没有初代火影那样改变忍界的力量，但我有今天念头通达的力量，那就改变一点点吧。”当一人一猫跳下堰塞坝时，坝顶上的4个杀银忍者忽地着了火，变成了4根熊熊燃烧的火炬。剧痛解除了幻术的压制，但所有人都无法挣脱大地的束缚，他们叫着拼命的自救。但手筋被挑断的忍者无法使用忍术，哪怕是旁边就有大片的湖泊，他们也只能任由火焰将他们慢慢吞噬，最终烧成漫天飞舞的灰烬。海野龟府，心情不好就要杀人是吧？我心情很不好，所以我来杀你了。在赶路的时候，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交换了目标的情报。
其实就是三轮雅士询问。因为平时不关心，他对其他忍村的情报基本没有什么了解，他甚至不知道海老藏是谁。宇智波优惊呆了，他问道：“你居然不知道海老藏？不认识喵？杀隐忍者我只知道三代封印、千代，其他人都不知道喵。海老藏是千代的弟弟，杀隐村排名前5的傀儡师，是不折不扣的大人物。那你还敢杀他儿子喵？”九森村被那个混蛋屠了，川之国境内这300公里就成了彻底的无人区，武力就是这里唯一的道理。就像那个傻瓜说的，杀了就杀了。海野龟府凭什么这么说这么做？当然是因为他力量强大。现在我力量更强，为什么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做？那他的父亲怎么办喵？海老藏在杀隐村的地位和志村团藏相当，但在无人区他的权势毫无意义。杀掉海野龟府后，我多费点手脚，把痕迹什么的弄干净，不留下线索，海老藏他能知道是我干的吗？反正海老藏不会出现在这里。宇智波优知道自己如果海老藏出现了，他一定会立刻撤退，将这个事记在心里以后再说。念头通达当然是好事，但要用自己的命来换，那就不值当了。谁心里还没有点遗憾呢？2个小时后，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顺着河道来到九森村。应该说是曾经的九森村，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恶臭的积尸地，到处都是已经严重腐烂、布满蛆虫的尸体。只是简单的检查，宇智波优就能确定村民死得很惨。动手杀人的应该是6到8个忍者，他们明明能一击致命，却故意攻击腹部和四肢，让村民们无法逃跑，肚肠裸露在外，在无比的痛苦中，慢慢的因为失血而死。下令的人该死，按照命令动手的也是该死的混蛋。2位仙人检查后，默默地将每一个尸体都记住，他们没有给村民收尸，而是以记忆作为村民们的坟墓。默哀过后，他们顺着海野龟府留下的痕迹向西追踪了下去。海野龟府这个人很嚣张，一点都没有隐藏自己的踪迹，就连三轮雅士都轻松分辨出目标有5个人，其中包含一个4人小队，应该是特别上忍带3个下忍的配置，另一个就是被4人小队护卫的傀儡师。4人小队的配置和宇智波优灭掉的那个小队应该一样，干掉他们不会有什么麻烦。但傀儡师却很不简单，他留下的痕迹证明他的体术很强，至少达到了杀隐村正牌子上忍的水平。再加上2个不同类型但绝对精良的傀儡师，可能有相当于3个上忍的战力，真不愧是海老藏的儿子。但在宇智波优的记忆中，海野龟府这个人没有留下任何名声，大概率是运气不好，还没有能打出名声，就在战争中被杀死了。宇智波优冷笑，他的运气确实不好，这次连战争都赶不上，他就要了。追踪持续了整整1夜，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追上了杀隐忍者，在山顶远远地看到了他们在对面山坡点燃的篝火。杀隐忍者无视了2条忍者禁令，第一是在深夜不能露天点燃篝火，第二是在篝火边围坐的人不能超过2个。禁令很可能不讲道理，甚至没有人味，但每一条禁令都是血的教训。被篝火照亮后，哪怕是隔着整个山谷，宇智波优张开血轮眼都能观察到足够多的情报。4人小队的特别上忍擅长的是风遁，3个下忍中有1个傀儡师，但傀儡就是普通的硬木制作，穷得很。也就是说，这个傀儡师很弱喵。普通木头一点就着，我们完全可以无视他。另一个傀儡师居然有3具傀儡，而且全都是文佐卫门近松10人中的仿品。仿真度高的不一般，材料也是1级棒，这可不是有钱能买到的东西，他绝对是海野龟府。第6个忍者是谁喵？杀隐忍者的队伍又多了1个忍者，他和海野龟府坐在一起，享受着热水、新鲜的野果以及下忍们的服侍。显然，新出现的忍者和海野龟府地位相当，至少也是一位上忍。新来的上忍加入队伍，杀隐忍者的战力差不多增加了1/3。上忍是一个沉甸甸的砝码，对战斗胜负的影响是隐都必须重视的。宇智波优的心中放弃动手的念头开始浮现，但类似的念头只要出现就会被怒火焚烧殆尽。上忍的分量很重，但还不足以改变他的决定，只能让他更加谨慎地选择时机。但宇智波优的等到的第一个变化却是坏消息。当天色大亮时，又有一个杀隐忍者汇合到队伍中，他直接走到海野龟府和另一个上忍身边，3人默契地组成3人小队的队形。新来的忍者姿态、动作以及所有人对他的服从，让宇智波优判断出这是位资历战力都高于海野龟府的资深上忍。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的心情很沉重，目标聚集了3位上忍和1位特别上忍，实力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太多，他们没有战胜4个上忍的信心。三轮雅士问道：“怎么办喵？”宇智波优回答道：“跟踪他们，然后看具体情况而定。”在战争没有正式开启时，很少有超过5名忍者才能执行的任务，因此7个忍者集中在一起是非常异常的情况。而且下忍和中忍没有遭到大规模的损失时，3个上忍组成小队就更加不应该。宇智波优判断，这群杀隐忍者很可能只是临时碰头，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分散离开，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务。海野龟府这样的强大傀儡师，还是单独行动更能发挥战斗力。宇智波优猜对了。杀隐忍者吃完简单的早餐，4人小队率先离开，以搜索队形向南而去。过了一会，1位上忍单独离开，以极快的速度去了北方。篝火旁只剩下后来的上忍和海野龟府。尽管海野龟府没有落单，但宇智波优已经非常满意了。他开心地说道：“机会到了，等那些忍者走得远一点，我们就动手。三轮雅士，你缠住那个后来的上忍，我去干掉海野龟府，然后咱们一起围杀你的对手。”没有问题喵。就在他们开心地做好了战斗准备时，天上传来了一声尖利的啸叫，那是迅鹰的鸣叫。2个还在休息交谈的杀隐忍者立刻站了起来。迅鹰离开后，地位更高的上忍毫不犹豫地发射了3枚信号弹，
在天空上炸出红白黑三团浓烟。宇智波优知道那是沙隐村的紧急信号，但这些信号就像口令，都是临时确定且限时使用，外人不可能知道具体代表什么含义。但这一次不同，他很快就知道那个紧急信号的含义是沙隐忍者的紧急集合命令。所有离开沙隐忍者都以最快的速度返回，甚至还有个新的沙隐小队，那是一位中忍带领的3人小队。情况的大起大落让宇智波优心态爆炸，他难得的爆了粗口。傀儡师海野龟辅2位上忍，一个特上，一个中忍，5个下忍。宇智波优发现自己的嘴巴里居然没有唾液，他拿出水壶喝了一口，声音干涩的说道：“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吃下。”三轮雅士听出来了宇智波优的担忧，更听出来了他的坚决。真要打？宇智波优断然道：“打，必须打。”三轮雅士早已经看出宇智波优的坚决，但听到他亲口确定，还是被吓得脸色大变。虽然只增加了一个忍者小队，但这3个人恰好是人数上的量变到质变，沙隐忍者已经集结了10个忍者，对于他和宇智波优来说，已经形成数量级的优势。更何况敌人还有4名上忍，质量上也有优势。在三轮雅士看来，应该考虑撤退了。但宇智波优意外的不肯放弃，都追到这里了，能不能打赢是一回事，打都不打就走，我的心情绝对会翻天。其实坚持要打一打，不只是考虑心魔的威胁，最重要的原因是宇智波优心中有个模糊声音正在高呼胜利。从吸纳自然能量一路走来，遵从身体感受和灵感就能成功的经验，让宇智波优终于决定违背狗道真意，在没有 90% 的把握下主动发起战斗。这次胜利的把握可能只有 50%， 太低了，实在是太低了。胜利的把握太低了，而且就算是能侥幸打赢，我也不可能全灭他们。我需要伪装，不能让他们看到我的样子。宇智波优将和身份有关的东西都交给三轮雅士，然后用自然能量扭曲脸部肌肉，让自己变成一个方脸的汉子，眼睛里塞进黑色的美瞳。易容只是打底，他戴上了卡卡西同款的黑色面罩，以及带土同款的护目镜，进行了2次伪装。最后想想，他又摸出来3张面具，小心翼翼地套在护目镜外面，总算是安心了。海野龟辅问道：“福沙前辈，您知道为什么要紧急集合吗？”福沙上忍略一思考，回答道：“虽然具体命令还没有传来，但我估计是村子决定开战了。”开战？怎么这么急？而且我们先打谁？其实也不算急，3代失踪已经超过1个月了，所有的紧急手段都用了，还没有回应，他应该已经遭遇不幸了。海野上忍应该知道，和3代一起失踪的还有些，毫无疑问是有人对我们沙隐村下毒手。这1个月的时间，我们不仅仅是在寻找3代和谐，也是在寻找真正的凶手，更是借机对木叶展开全面的情报收集。目标果然是木叶村，当然是木叶村。针对木叶的战争准备这么多年了，不打木叶是不可能的。就算我们现在找到了证据，铁证如山的确认杀害3代和谐的凶手就是岩隐村或者雾隐村，我们还是只能对木叶开战。3代当然很重要，但和整个沙隐村数年的努力相比，又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的准备太充分了，人心、物资、道路、工事都是针对火之国的，沙隐村已经没有办法掉头攻击其他目标了。沉默了一会，福沙上忍突然觉得心慌，他环顾四手没有发现问题，烦躁不安的情绪却无法消除，于是问道：“这附近还有谁没有集合的？”海野龟辅回答道：“还有特别上忍石田刚志，他按照我的命令向北去调查木叶忍者的任务情况，可能距离比较远。”福沙按了按胸口，感受心脏疯狂的跳动，烦躁地说道：“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种很糟糕的感觉，不等他们了，我们现在就走。”所有沙隐忍者都站了起来，准备编组行进队形。就在这时，福沙突然扭头看向山谷另一边的山坡上，山坡最高的地方站着一个人，他的左边是火焰，右边是狂风。福沙闻到了死亡的味道，就像上次战争遇到木叶白牙石一样。嫡袭。三轮雅士无语地看着铲屎官伪装，随着他一层一层的套面具，他也一次又一次地摇头叹气。宇智波优总是尽可能避免战斗，仅有的几次战斗都是突发状态下，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进行战斗，充满了仓促和无奈的感觉。所以三轮雅士从来没有见过宇智波优准备战斗，今天他还是第一次见识到他准备战斗的样子，实在是太挑战猫的底线了。等到宇智波优准备完毕，三轮雅士已经彻底无语，他有气无力地问道：“我要做什么喵？”“你的任务非常重要，梨花酱，你在外围为我提供支援，如果打不赢，我会躲进地下，就需要你提供逆通灵，帮我脱离战斗。如果我能赢，我是说万一我能打赢他们，你帮我多出3个下人，不要让他们跑掉。这3个下人应该都是直接动手杀人的凶手，只要有机会，我要优先干掉他们。杀人不过头点地，如果他们只是执行命令，就没有必要残杀、虐杀，更不应该施暴，所以他们必须死。”好。确认了所有的细节，再重新推演了几次战术安排，宇智波优终于决定开始。他没有像忍者那样前行靠近篝火进行偷袭，而是就在山头上运转自然能量和查克拉，在体外融合制造仙术查克拉。首先是风属自然能量和风遁查克拉的融合，宇智波优将风的仙术查克拉抓在左手上。风属自然能量和风遁查克拉都是他刚刚获得不久，即便融合后威力也并不猛烈，左手控制的还是比较轻松的。接着是火属自然能量和火遁查克拉的融合，这是宇智波优修炼时间最长的查克拉和自然能量，刚刚开始融合，仙术查克拉的威势就无法隐藏，红色的火光照耀着整个山谷。对面的沙隐忍者全都发现了情况不对，他们开始大叫大喊，有人冲上山坡，想要翻过山岭到反斜面躲避攻击，有人冲下山坡，试图发动反击。福沙上忍和海野龟辅这样的上忍，或是凭借丰富的经验，或是凭借深厚的家族教育，他们做出了最正确的反应，那就是就地防御或隐藏。
虽然不认识对方正在施展的忍术是什么，但那恐怖的气势不但代表着巨大的威力，更是代表着忍术已经准备就绪，一触即发。逃跑和反击，那都是根本来不及实施的妄想。伏杀上忍大吼道：“这是一个隐疾忍者，等待敌人的忍术过去，所有人都要全力反击，不然今天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了。”海野龟府同样狂喊：“遵从伏杀前辈的命令，不论是谁敢逃跑，那就是我的死敌，我必将和他不死不休。”其实此时此刻的山谷十分幽静，甚至连声鸟鸣都没有，但杀银忍者就是不得不狂吼，否则就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在恐怖的忍术威压下，宇智波鼬以血轮眼施展了他的幻术，借助忍术的威势扰乱敌人的感官。杀银忍者惊慌失措下，所有人的五感已经出现了紊乱。这就是宇智波鼬的战斗理念之一，他坚定地认为幻术是最具决定性的手段，只要能够将敌人纳入幻术的控制，不管他有多么强大的力量，那都将是毫无意义的存在了。因为人和力量的关系可以被幻术切断，就算是不能完全掌控敌人的生死，战斗中也要坚持不懈地维持幻术，哪怕只是进行了一点点的干扰，那都是可能改变胜负的关键。宇智波鼬终于将忍术的前奏完成，他在脑海中回忆着自己见到过的战斗，模仿着武王一人压制上万大军的气势，模仿着牵手柱间双手一拍喊啥来啥的轻松。宇智波鼬双手一拍，发出了清脆的掌声。仙法火遁，好火灭犬；仙法风遁，烈风卷扬。隔着山谷，宇智波鼬发动了攻击。风助火威，火借风威，火之术和风之术相辅相成，但强大的火焰毫无疑问居于主导地位，因此这还算不得是组合忍术。在风遁的推动下，火遁制造的火焰铺天盖地，充斥了整个山谷，形成了如同巨浪海啸，排山倒海的火焰浪涛扑向了杀银忍者们。火焰所到之处，一切可燃物都被点燃，甚至连不可燃的石头也软化流淌，如同发出红色光芒的果冻，缓缓地流淌起来。那些勇敢冲向宇智波鼬的杀银忍者，第一批被火焰扫过，他们没有发出任何的惨叫，就掐住自己的脖子，痛苦地倒在地上。他们的呼吸道第一时间被灼伤，水泡层层叠叠地堆积在喉咙中，阻止了忍者们的呼吸，也阻止了他们的惨叫。死亡随之降临。当火焰布满了整个山谷之后，没有一个杀银忍者还敢想着反击或逃跑了，因为这么想的忍者已经在火焰中失去了生命，尸体被烧成了焦炭，并在熊熊大火中快速地向飞灰转化。幸存的杀银忍者或是施展忍术，或是强行挖坑，都是借助大地的掩护才活到了现在。他们都缩在大小不同的地穴中，抬头观望嫣红如血的井口天空，个个面色如纸，又在火光照耀下反射着红光。面对这样如同天灾一样的忍术，所有人都感到庆幸，同时也有无与伦比的疑惑。难道是木叶村的三代火影猿飞日斩亲自到川之国来了？火遁是忍界最普及的忍术，尤其是宇智波家族、猿飞家族都非常擅长。相对应的就是火遁根本没有 A 级以上的忍术，全靠查克拉和操控提升威力，也就是说非常的吃个人能力。所以这种能够充满整个山谷的火遁，在场的所有杀银忍者都没有见过，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但他们都非常的确定，使用这个忍术的忍者一定是强大的隐疾忍者，但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到他究竟是谁。最可能的忍者有两个，也就是最擅长火遁的两个忍者家族族长，宇智波家族的宇智波富岳，猿飞家族的猿飞日斩。作为幸存者中最年长的忍者，伏杀首先排除了这两个人的嫌疑。宇智波富岳的绰号是凶眼，成名能力是血轮眼，而不擅长使用火遁。猿飞日斩是木叶村的三代火影，绰号忍术博士，最擅长的组合忍术以及大规模的忍术，但最夸张的传说中，他也没有施展过这种恐怖的忍术。排除了最大的嫌疑人，伏杀又细细梳理了一遍忍界的隐疾强者，结果却是彻底傻眼了。忍界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另一边，宇智波鼬也是懵逼的，他就是在梦里都没有想过自己全力施展的忍术是这样的具有毁灭性，整个山谷都被火焰覆盖，4个忍者当场化作飞灰。不得不说，现在这场火多多少少有了点班大爷独占万人大军时那把火的影子了。宇智波鼬现在喘着粗气，这一击消耗了他体内1/5的查克拉以及半数的自然能量，剧烈的能量波动让他心慌气短。但他也已经知道自己犯了错，他错估了自己的实力，也错误估计了自己忍术的威力。现在重新估算，宇智波鼬战胜杀银忍者的把握至少达到了90%，之前以50%为标准，他指定的所有战术安排全都是扯淡。要是早知道仙术有这么大的威力，他就该悄悄潜伏过去，哪怕是在靠近几百米走到山谷底部都行，那样一下就能全灭杀银2个独立小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干掉4个忍者。现在虽然所有人都有火伤，幸存的下忍甚至被烧得全身黑红，其中下忍傀儡师伤势最重。这就是不注重体术训练，反应速度差的下场，哪怕他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但却无力执行好。就是因为远了几百米，火遁的速度给了忍者们足够的反应时间，竟然让大部分杀银忍者逃脱了死亡的眷顾。尽管所有的杀银忍者都受了伤，宇智波鼬散去了仙术查克拉，他体内的能量平衡已经达到极限，自然能量不能再动用了，也就无法施展如此威力的仙术。另一方面，重新估算过的胜算让他的自信心空前高涨。宇智波鼬傲然地说道：“虽然我已经不能使用仙术，但忍术、体术和神通都没有问题，就让我好好验证一下自己究竟达到什么水平。”说完，他柔身向前一窜，化作一道劲风，冲向开始分头逃跑的杀影忍者，连续不断的施展瞬身术，只在7-8秒的时间内就追上了第一个目标。然后宇智波鼬收敛气息，身影闪现紧贴到杀影特别上忍的背后，只见无声无息的出鞘。杀影的特别上忍察觉到了什么，嘶吼着转身撒出成片的手里剑，但他转身之后什么都没看到，手里剑也全数落空。
杀银忍者强忍住心头的恐惧，双手快速的结印，查克拉疯狂的被压榨出来。风遁，风沙旋转，狂风卷着细沙，以忍者的身体为中心，顺时针旋转着向外扩散。这是一个更接近防御的忍术。特别上忍非常聪明，敌人能无声无息的靠近自己的背后，他就意识到自己的反应速度不如敌人，因此提前准备好了罕见的防御性风遁忍术。转身后看不到敌人的瞬间，他就使用了这个不常用的风遁，试图将敌人逼退，保住自己的命。但强弱的差距不是觉悟和聪明能够改变的。就在他结印的时候，宇智波鼬就再次绕到他背后，直接顺着第3、第4根肋骨之间的缝隙，毫无阻碍地刺入了他的心脏。这一次是如此的迅捷，宇智波鼬已经抽剑走人了，杀影忍者竟然能成功的施展了忍术。之后，这位杀影的特别上忍才感觉到胸口骤然收紧，一口长气不受控制的吐了出来，从背后刺穿肺部和心脏，剧痛和躯干肌肉本能的全力挤压伤口，肌肉的极度紧张让肺部极限收缩，强制排出了全部的空气。受伤的上忍张大了嘴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也无法再次吸气，他就这么缓缓地软倒在地死掉了。宇智波鼬在2个照面中，通过快速的瞬身术和简单幻术配合，轻松拿下了这个特别上忍。在完成致命一击的瞬间，他对着剑尖愣愣地看了1秒，然后信心暴涨，毫不犹豫地扑向下一个目标。另一边，三轮雅士的动作甚至比宇智波鼬更快。在契约者的仙术火焰笼罩山谷时，三轮雅士同样意识到宇智波鼬和自己都严重低估了他自己。这样的仙术火盾覆盖过去，还考虑什么撤退啊？杀过去就对了。仙法火焰跳跃，仙法纯白利爪。三轮雅士的目标是刚刚跳出地洞的沙隐上忍。在梨花猫的操纵下，这个上忍洞口的火苗突然爆燃起来，火焰从1-2寸瞬间膨胀到超过1尺，熊熊升腾的火焰吓了他一跳。就在沙隐上忍试图远离火焰的时候，梨花猫突然从越冬的火焰中跳出，它白手套般的爪子如梅花般张开，每一根锋利的爪子上都燃烧着纯白的火焰。那火焰是如此纯净稳定，就像5条小小的柔滑的丝带。据说猫的反应速度超过人类4倍，而猫仙人的反应速度更快。在沙隐上忍做出任何反应之前，小小的猫爪就拖拽着5道纯白火焰，轻轻地打在他的后脖颈。接触的瞬间，沙隐上忍的半个脖子就消失了，断裂的颈椎无法支撑，脑袋自然向后翻折，垂挂在背部。上忍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凝固在脸上，他还什么都没有做，就死掉了。三轮雅士杀掉了沙隐上忍，他也傻掉了足足3秒，他什么都没有想，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使用的战术是宇智波鼬设计的，主要参考模板就是金色闪光波风水门，次要的参考模板是白，就是那个甜美的男孩子。火焰跳跃对应飞雷神之术，纯白利爪对应螺旋丸，三轮雅士的闪电反射对应波风水门的神速，这个设计绝对完美。宇智波鼬称之为空间闪杀战术。今天在实战中，猫仙人展现了火焰跳跃、纯白利爪和闪电反射结合的威力，沙隐村一位精锐的上忍什么都不知道就死在了纯白利爪下。这套战术就是忍界当前版本的 bug， 只要敌人背后有火焰，他的小命就等于攥在了三轮雅士的手中。就算是敌人小心的熄灭身边的火焰，但猫仙人还有个能将战场化为火场的铲屎官。当整个世界都是火焰的时候，三轮雅士就能可以采用白的绝技，就像冰盾的魔镜一样，在不同的火焰之间来回穿梭，对敌人展开绝杀或者快速脱离战场。梨花猫的强大是系统性的，在某种角度上来说是无解的，也许只有几年后的波风水门才能在极速类型的战斗中对抗三轮雅士。梨花猫在种族天赋上全胜，波风水门在个人天赋上无双，他们之间的胜负就得看谁的反应更快了。但现在波风水门还在苦哈哈的使用瞬身术，所以三轮雅士就是无敌的。轻易击杀沙隐上忍的结果震撼了三轮雅士3秒，然后他也像宇智波鼬一样自信心爆炸了，他冲向了下一个敌人，那是沙隐村的下人。上人的脑袋还在向后折弯时，侥幸在仙法火遁下逃生的下人就被梨花猫轻松杀光。从宇智波鼬发起烽火组合的仙术攻击开始，不过20秒钟，沙隐村的2个正规小队全灭。在火海中坚持的就只剩下一位善于火遁的上人、老资格的伏杀上人以及傀儡师海野归府。如此高效率的杀戮，3个杀银忍者都被惊得手足冰凉。这样可怕的家伙应该去挑战风影、火影、雷影，就算调低一档也是去和罗刹、夜苍战斗，为什么要袭击他们这样弱小可怜又无助的上人呢？在毫无胜算的时候，忍者绝对是毫无战心，一心一意只想逃跑。擅长火遁的沙隐上人首先逃跑，同为火遁的使用者，他有什么资格和敌人战斗？他不是不知道，如果身份特殊的海野归府死了，就算自己活着回到沙隐村，最终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因为他是擅长火遁的忍者，在沙隐村属于异类，而且是作用不大、势力全无的异类。以海老藏的权势，只要是想要他死，他就没有任何活路，甚至还会连累家人。但沙隐村又不是什么良善之地，上忍要是在这里战死了，他的家人没有了忍者的庇护，还能生存多久呢？沙隐村在3代风影的带领下，过度追求军事武力，对于战死者的苛刻对待，以及对遗孤的无视，已经酿成了可怕的恶果。沙隐忍者在强势时能够齐心协力，却又会争夺功勋，但在劣势时却不会奋战求胜，反而会全力求生。既然沙隐上忍知道自己死在这里和回去被海老藏弄死，其实结果没有不同，他内心只剩下一个念头：逃回去还有希望。不是说战争马上就要开始，那肯定是需要很多的忍者，他这样的上忍就很容易保住命，至少也是可以戴罪立功嘛。所以当他发现距离宇智波鼬足够远，就头也不回地向西而逃。但战斗开始后，
宇智波优也自然展开了幻术，他的位置又岂是用眼睛就能够判断出来的？杀影上人的逃跑方向在幻术的干扰下，最终选择了直冲宇智波优的位置。如果不是伏杀听到了宇智波优直剑刺杀的见效，以瞬发的风遁忍术发起攻击，宇智波优的剑必然刺穿上忍的喉咙，而不是肩窝。受伤让杀影上忍暂时摆脱了幻术的影响，他掉头继续逃跑，紧接着就遭到三轮雅士阻拦。这一次他甚至都没有发现敌人的存在，狸花猫就击碎了他的肋骨、剑突骨、肺还有心脏。第二位杀影上人的死亡熄灭了伏杀上人和海野龟府逃跑的想法。敌人的瞬身术施展速度太快了，敌人的通灵兽更是掌握了空间忍术，跑不掉的。与其在逃跑中憋屈的被干掉，还不如拿出全部的力量和敌人拼了。事实上，不是没有死中求活的机会，最后两个忍者都是精英上人，拿出所有的力量去拼，就算是赢也无法轻易击败他们。豁出命进行一场血战，他们或许能够在付出足够代价的情况下逼退这个可怕的敌人。海野龟府将背后的卷轴展开，又有3具傀儡站了起来，和之前3具傀儡组成梅花阵型，将他牢牢地保护在中间。伏杀大喜，原来你小子能够掌控6具傀儡了。海野龟府傲然地回答道：伏杀前辈，不是6具，而是8具。说完，他从腰部又抽出2个卷轴，释放出一胖一瘦2具傀儡。其中胖傀儡看起来几乎就是个酒桶，随着厚实的弧形装甲一块块展开，海野龟府立刻钻了进去，将自己牢牢地包裹了起来。另一个纤瘦的傀儡背部展开2对透明的翅膀，嗖地窜上了天空，展翅翱翔于战场之上，竟然是一具能够飞翔的傀儡。好小子，不愧是海老藏的儿子，真是厉害了，还差2具就能够达到使用10具傀儡的最高水平了。这些傀儡也很有意思，看来老夫也不能藏私啊。伏杀上忍脱掉了沙漠民族的白色外套，露出一身壮硕的肌肉，随后摘下了头上的缠头布，将光滑的脑壳展示给所有人看。此时最吸引人的不是他的肌肉和光头，而是从头顶开始经过脖颈两侧延伸到整个上半身和双臂的刺青，那是数不清的黑色蝎子以及灰色的莲釉。没有人会相信精英上忍刻意隐藏的刺青只是装饰，这些一定是涉及到他根本忍术的底牌，以此激发的忍术必然强大到足以改变战斗结局。果然，不用施展任何手印，风就从伏杀上忍的身上刮了出来，还带着丝丝缕缕的黑色青色烟雾，甜香发腻的味道随之传播开来。海野龟府立刻意识到伏杀上忍释放的风是有毒的，他几乎控制不住后退的冲动，想要远离这位可怕的前辈。好在他立刻就得到了一瓶解毒剂，注射之后甚至闻不到甜腻的味道，这才松了一口气。沙隐村2位精英上忍的战斗准备并没有引起宇智波优的重视，他正在和自己的猫仙人深情对视。没想到我们已经这么强了，有些计划得改了。先杀了海野龟府。连续3句话同步，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开心地笑了起来。至于2个沙隐村精英上忍，种中枯骨耳已经完全不需要在乎了。之前的战战兢兢、百般算计，那都是宇智波优没有做好工作，在知己知彼上搞得一塌糊涂。他不但高估了敌人，还严重的低估了自己。实际上，宇智波优的战斗力已经很强，他虽然还是打不过3代火影，也可能杀不掉志村团藏，但对于普通的上忍和精英上忍，他的杀戮效率绝对超过这2个人。作为穿越者，他最了解的忍者战斗体系并不是当前，而是近20年后的未来体系，那是针对第3次忍界大战的最大总结，也是15年和平发展的集大成。不是宇智波优硬实力碾压上忍，而是他的忍术体系和战斗理念全面碾压了上忍，甚至精英上忍。就像是2战法基面对德喵，明明法基的硬实力远超德喵，但在闪电战的打击下，强大的力量无从发挥，柔软的弱点无法防御。区2个月不到，法兰西奋战400年，好不容易才获得的欧陆第1陆军名头，就被所有数据都更弱的德喵彻底碾碎。别看2个精英上忍的战斗准备声势不小，但在宇智波优的眼里都无法对抗他的战斗体系。大型封印忍术也好，8具傀儡也罢，都是走大力出奇迹的路线，却因为操纵者力量不够强大，占用的查克拉和注意力更多，导致他们2个人的反应速度下降。对于靠高速碾压敌人的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而言，敌人展现出的力量毫无威胁，但暴露出来的致命破绽却更明显了。宇智波优通过自然能量激发查克拉，宣泄着过多的查克拉，将火场的温度不断提高，直到毒素离开伏杀身边就会被点燃。在擅长火遁的忍者面前，使用特征如此明显的生物毒素，真是不知所谓。宇智波优不知道那些毒素究竟是什么，也不在乎伏杀收集炼制花费了多少时间，但他能够确定，那些毒在明艳的蓝绿色火焰中，除了类似焚烧头发的臭味，什么都没有留下。伏杀上忍折腾半天，作为杀手锏的剧毒被解决了，大型封印忍术变成了单纯的风遁连诱技。然而风遁是被火遁克制的，宇智波优全身都笼罩在火焰中，随意的施展无印火遁，毫不费力地摧毁了伏杀的风遁。精英上忍伏杀绝望了，他绝望的心情以及施展大型忍术后不可避免的查克拉震荡，全都被宇智波优精准捕捉。宇智波优借助对视，用血轮眼幻术放大了伏杀绝望的情绪，趁机将层层叠叠的负面情绪种子种到伏杀的心中，同时在近身的战斗中不断加剧伏杀的查克拉震荡，让他所有的自救努力都不能成功。他的眼神在呆滞和绝望之间反复切换，伏杀的动作越来越慢，眼睛里的神光渐渐消失，终于他的心灵陷入了心如死灰的状态。人类在绝望到极点后，生命自救的本能就会封闭心灵，防止绝望之下做出自戕的行为，而这种自救的本能也被宇智波优利用，他推波助澜，固化了伏杀的心灵封闭，将他从自闭症患者变成了一个心灵囚徒。心被彻底封死后，伏杀就彻底成为了一具会呼吸有心跳的玩偶。
他呆滞无神的眼睛看着宇智波鼬走过来，毫无反应的看着敌人随意一剑刺入了他的心脏，平静的走向死亡。海野龟府的8具傀儡在战斗中的表现，甚至比伏杀的忍术被迫更加不堪。曾经的2场大规模战争，傀儡师获得的经验使得杀影忍者们认定，傀儡师的战力只取决于他操纵的傀儡质量和数量，操纵傀儡的负担不在考量范围。这当然是错误的。当傀儡师对复数的傀儡操纵是游刃有余的，每具傀儡都是能发挥出最大的战力，但傀儡师只能勉强操纵复数傀儡时，所有的傀儡都不能发挥战力，甚至彼此产生严重的干扰。这个时代最强的傀儡师是赤砂之蝎，他凭借天赋第一个认识到了这个道路，因此他开始执着于制作更强、更容易操控，甚至是能够主动配合的傀儡。毫无疑问，沙门开发到一半就放弃的人，傀儡最符合蝎的需求，但却被千代坚决地阻止了。被禁止研究人傀儡的赤砂之蝎，转而追寻更好更有效的傀儡操纵方式，试图打破傀儡师操纵能力的极限。虽然赤砂之蝎走到了将自己制作成人傀儡的死路，但他证明了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也是傀儡师最强而有力的发展方向。但今天的沙隐村没有傀儡师接受赤砂之蝎的理念，老人们固执地认为赤砂之蝎想错了，理由是他没有经历过战争，缺乏必要的经验，才会有这么不靠谱的想法。而新人傀儡师们大多很穷，相比追求更高质量的傀儡，增加傀儡的数量显然是更有效。现在海野龟府为这个错误付出了代价。三轮雅士的速度原本就快到海野龟府难以应对，现在他同时操纵8具傀儡，注意力严重分散，再加上防御傀儡对视力听力的妨碍，他彻底失去了对梨花猫位置的掌握。三轮雅士随意的迈步在6具傀儡之间，海野龟府的胡乱攻击没有丝毫威胁，甚至不能妨碍梨花猫对防御傀儡的破坏。海野龟府藏在傀儡中，却没有丝毫的安全感，他完全不知道敌人在哪里，而敌人攻击傀儡的声音从4面8方响起，耳朵里充斥着清脆的攻击声和活动结构受损的撕裂声。死亡的威胁不只是傀儡正在被拆解，随着傀儡被敌人持续的攻击，傀儡的外壳被加热到红热，随着温度向傀儡内部传导，海野龟府感觉自己就像一只焖炉烤鸡，即将被炙热的空气烤熟。因为宇智波鼬用尽了手段都无法打开防御傀儡，他只能用火焰包裹住傀儡，把海野龟府闷死在这个铁罐子里。打扫战场时，宇智波鼬突然说道：“真是奇怪啊，哪里奇怪喵？我打了小的，怎么能没有老的蹦出来和我干架呢？”喵！海野龟府不是海老藏的儿子吗？我还以为海老藏会蹦出来拯救他的儿子呢。为什么海老藏要出现喵？他又不会飞喵。故事里不都是这么写的吗？有这样的故事？你讲给我听喵！点燃整个战场的火焰毁掉了几乎所有的战利品，就连海野龟府的高级傀儡也只有3具耐火性最好的才得以幸存下来，其他的就全都被火烧掉了，甚至手里剑、苦无这种金属制品也都被烧得变形，没有了回收的价值。不过宇智波鼬还收集到5具尸体，其中包括3位上忍和2个下人，尸体也是有价值的，如果是在任务中干掉的，他就可交给木叶村的情报部门，多少是会有奖金的，主要是功勋不会少。可惜了，这次搞的是私活。最重要的是，宇智波鼬没法解释自己一个中忍是如何干掉4个上忍、1个中忍和5个下忍的。这场战斗的结果一旦公布出去，在堰塞湖那边干掉的小队很快就会被有心人和他关联起来，到时候就会彻底成名，从此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走上忍者的巅峰。宇智波鼬可不是真正的小年轻，才不会相信事情会这么简单。最重要的是，他想要的并不是功成名就，那只是短生种无可奈何下才会追求的刹那灿烂。而他宇智波鼬在顿悟之后想要的只有一样，那就是好好的修仙，求一个长生久世的果。尸体的价值还有另外一种体现方式，在换金锁3位上人可能会有悬赏，这也说不定。木叶43年不是木叶60年，频繁的战争导致各国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各势力被迫把钱都砸到了军事上，没有那么多钱投放到换金锁，因此很多上忍并没有被悬赏，就算是在暗杀榜单的上忍，人头最多也就是值2-3个 A 级任务的奖金而已，毕竟上忍也不个个都是阿斯玛，有特殊的身份加成，很可能辛苦的跑一趟远路，最后收入还不到20万两。宇智波鼬现在哪里还看得上这点小钱？但这些尸体总不能都烧成灰吧，那也太浪费了。也许这件事值得他跑一趟。三轮他是听到宇智波鼬的设想，顿时一蹦3尺高，他暴跳如雷的吼道：“哟，你是不是傻了？还是你的心源倒转乾坤了？你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想法？我想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什么样的道理？能让你在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去杀银村？你知道的，我在木叶村放了4个烟花，当时是心源作祟，一心想搞个大的，所以把事情搞砸了。虽然当时只是用了自然能量，使得一切线索都断了，没有人能够找得到我，但到志村团藏的思路与众不同，他找不到线索就无脑的针对宇智波家族，到今天根部都像疯了一样盯着宇智波家族。我这算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就算是个小透明，也是被监视被针对的一员，日子不好过呀。这些我都知道喵。然后呢？如果我在沙隐村也放一次自然能量激发的烟花，你说团藏和根部的注意力会不会被吸引走一部分？三轮雅士想了想，认同了宇智波鼬的设想，但却依然不支持他去冒险。哟，团藏虽然搞得你我有麻烦，但事实上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何况现在我们都离开木叶村了，就更没必要去沙隐村冒险，得不偿失喵。宇智波鼬摇头，一个劲的摇头，他沉默了好长时间，这才说道：“现在的情况确实没有大问题，但问题是我在刚才的战斗中明白了一件事。”他伸手指向了自己，不无感慨地说道：“谁能想到我们2个这么厉害？
现在的忍界对我来说已经没有过去危险了。不客气地说，忍界还能威胁到我生命安全的人不超过50，绝对不超过30个人了。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5大忍村的高层，位高权重的他们不会到处乱跑，不会那么容易的碰到我。三轮雅士端正的坐好，歪着脑袋问道：那又怎么样？宇智波优被问的一愣，然后尴尬的笑了。是啊，又怎么样？雅士，问题是我的心态变了，我可能无法像过去那样，明知道根部在监视我，还能泰然处之。以后我可能忍不了，甚至现在我想起根部，就有再不回木叶村的想法。三轮雅士喵喵的笑了起来。其实本喵也是一样的喵，本喵这么厉害了，忍界如此之大，本喵哪里去不得，哪里住不得，凭什么就得在木叶村？哟，我们去哪里？不如先去南边的海边，听说那里的螃蟹很好吃，椰子也很好喝。还有，波之国的蟹酱超好吃，我们可以去看看怎么制作，以后你就能制作给我吃。还有鬼之国的巫女，据说她是最厉害的古代封印专家，还有雪之国，全年都被雪覆盖，我超好奇他们都能吃什么。还有，宇智波优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小梨花猫居然比他还要狂野，已经开始计划叛逃后去哪里。赌得敲了梨花猫一个脑瓣儿，宇智波优哭笑不得的说道：我只不过是有想法，你居然就有计划了？我又没有下定决心叛逃，你个小小的猫仙人，瞎想什么呢？三轮雅士抱着脑袋嘀嘀咕咕道：只敢想不敢干，肉肉唧唧的不干脆喵，就知道欺负我。宇智波优将梨花猫抱起来，轻轻地揉着他的脑袋，安抚了好一会，这才继续说道：梨花酱，你说忍界哪里生活最舒服？三轮雅士轻轻咬了一下铲屎官的手，表示一下对名字的不满，然后回答道：当然是木叶村喵，什么都能买到，除了活的海鱼什么都能吃到，还有最好的邻居。是啊，木叶村是忍界最热闹，居住环境最好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我要叛逃呢？我想好好活下去，凭什么就必须离开这个最舒服的村子？这没有道理。喵！宇智波家族是木叶村的创立者，我作为一个宇智波，凭什么不能在自己祖先建立的村子里享受生活？宇智波家族真的就这么招人恨？哼！既然我这么强，就算是叛逃也能好好的活下去，那我为什么要直接叛逃？凭什么不能试试让木叶村翻天呢？反正失败了也不过是叛逃。翻天？哟，你想干什么？让3代火影按时退休，真正的退休。就算宇智波家族不能立刻出一位火影，但只要4代火影不被3代火影集团架空，宇智波家族的日子肯定会好过很多。而我也就不用面对高层的猜忌和针对，能安心的享受木叶的生活，能一心一意的修炼。他低头看向怀里的梨花猫，和梨花酱一起修炼哦。要是在木叶村待腻了，我们就去忍界到处转一转，等到玩得累了再回家。三轮雅士心动了，憧憬着铲屎官描述的生活，补充道：你还能琢磨更多的美食给我吃。宇智波优哈哈大笑。如果只是想要看到3代火影退休，宇智波优其实什么都不用做。猿飞日斩是个非常强大的影级忍者，但作为领袖则守城尚可进取无能，在战争指挥方面堪称拉胯。接下来的第3次忍界战争中，他自己会把积累20年的声望败得精光，再也坐不稳火影的宝座。因为第3次忍界战争打得太烂，木叶的忍者们完全等不到战争的结束，就用行动表达了迫切希望他下台的共识。但想要让3代火影真正退休，那就相当不容易了。猿飞日斩对于权力的执着，甚至超过志村团藏。他特别擅长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服自己，然后心安理得地执行损害木叶村利益的政策，比如逼死日向日差，比如虐待漩涡鸣人，比如确定自己要下台后毫不犹豫地打压自己最喜欢的弟子，并且揠苗助长地推动波风水门成名。经过一系列的迷之操作，最合适的4代火影人选大蛇丸离心离德，最适合的5代火影人选被强推到了4代目的位子上。波风水门的4代火影早产了10年，自然是根基薄弱，连火影专属的暗部都猿飞日斩夺走，就成了彻底的傀儡火影。猿飞日斩则自始至终都没有卸下3代火影的头衔。想要让3代火影真正的退休，就要掰掉他的爪牙，毁掉他的权力基础，并且推出一个真正能够取代他的4代火影。这3个条件都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事情。因为猿飞日斩代表着木叶村最强势力，有数不清的村民和忍者支持他，愿意为他出力，他的爪牙是会再生的。如果志村团藏被干掉，根部依旧在，进一步摧毁根部也没用。猿飞日斩只要一个命令，就能让部分暗部忍者转换身份，瞬间重建根部。政治斗争从来都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一个集团与另一个集团的斗争。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势力和3代火影打对台戏，监督木叶村资金的使用，阻挠暗部和根部的肆意扩大，干扰火影的人事权。在此基础上，才能动手剪除猿飞日斩的羽翼，一点一点地削弱他的权力基础。宇智波家族是木叶村最合适和3代火影针锋相对，充当推动3代火影退休的正面主力。但宇智波家族长是个软蛋，那就什么都不会做。所以宇智波优决定要让猿飞日斩退休，就必须将宇智波富岳踢开，将家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宇智波家族搞权力斗争，必然导致宇智波家族爆发混乱，所以必须让志村团藏的注意力转移。那么将根部忍者炸成满天烟花的疯子再次出现，袭击沙隐村的海老藏儿子，杀死多位上人，并在沙隐村上空再次炸开烟花的消息，自然能吸引志村团藏的注意力。而宇智波优可以趁着家族被监视力度下降，在家族内部动手脚。宇智波优将自己刚刚想到的粗糙计划讲述给三轮雅士，最后还是转移团藏注意力的理由说服了他。三轮雅士疑惑地问道：优，你不过是个中人，在宇智波家族也没有名声，谁会听你的呢？没有人愿意听从的话，你又能做什么喵？宇智波优咧嘴笑道：嘿嘿，三轮雅士仔细想想，家族中真的没有人听我的话吗？
梨花猫想了想，还是疑惑地问道：“倒是有2个，可宇智波止水是个小孩子，宇智波信隐是个快死的老头子，除了他们还有谁？”宇智波优叹气道：“三轮雅是你的眼光太高了，你想一想这些名字：仲信、不识、桃子、一木、宽仁、和思、中道。”三轮雅是惊呆了，这都是宇智波优的弟弟和妹妹们，而且是……没错，我的这些弟弟和妹妹们都是不受重视的螃蟹，只有1/4能觉醒血轮眼的可能。宇智波家族忍者群体的底层，他的忍者天赋在宇智波中一般，在忍者学校没有能够争取到前10的名次，甚至连忍者学校都没有机会上。宇智波优意味深长地说道：“但他们也是宇智波的血脉，天生拥有血轮眼血迹现界。”三轮雅士说道：“可以你说了，他们只有1/10的概率觉醒，甚至和自身的努力无关，完全是吃天赋和机遇的，除非你有别的方法帮助他们觉醒。”梨花猫刚刚说完，就想起了什么，他惊讶地看向自己的铲屎官，难道真的能？宇智波优点了点头，我能。三轮雅士目瞪口呆，喃喃道：“对喵，你2次晋升血轮眼都没有遇到倒霉的事，是实力增长后带动的晋升。”三轮雅士抓狂地捂住自己耳朵，害怕地问道：“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居然默认是正常的？你这家伙是不是给我下了什么奇怪的暗示？”宇智波优惊讶地否定：“亲爱的三轮雅士，你是我的通灵契约者，仙道的道侣，我怎么会对你下暗示呢？让我想想，该怎么狡辩？我觉得你会忽视，是和我相处的时间长了，从心底认可我说的，血轮眼晋升的关键是精神力的滋长，而不是命运的诅咒。”三轮雅士松了一口气，然后他开始兴奋起来：“你打算怎么做？直接和副月族长打擂台吗？你要是成功喵，我就每天都打破刹那家里的窗户。”哼，去年他骂我是废物，我记着呢。哈哈，这可不是我的风格。我现在有实力承受方法传播的后果，但也不会傻乎乎的刚开始就站到明处啊。我要把所有弟弟和妹妹组织起来，成立忍术互助学习会，传授忍者技巧和知识，趁机的教他们锻炼精神力的办法。在至村团藏注意力转回村子前，将学习会变成家族下层族人的日常，避免不必要的阻碍。之后就可以等待学习会的产出。宇智波旁系有200多名18岁以下的忍者，其中120个和宇智波优关系亲密。他能把血轮眼觉醒概率提高到1半，就能很快得到60多个忠心耿耿的部下。而宇智波优的把握是90%，也就是说，学习会要是办成了，他能得到100多个血轮眼忍者作为部下，这就是他争夺宇智波家族大权的资本。要知道，宇智波家族觉醒血轮眼的核心成员也就300人，宇智波优的计划成功后，他的部下能达到家族核心成员的1/4，再加上为了自己孩子的未来以及为了家族的未来跳转阵营的血轮眼忍者，宇智波优能够获得超过1半的核心成员支持。有了这样的支持，足够他顶替宇智波富岳，成为最年轻的族长了。总之，对自己实力的新认识，导致宇智波优选择更加主动的策略，将改变家族命运的节点提前到干涉4代火影的人选争夺，以及后续的新旧火影权力之争。如果成功的话，宇智波家族就能提前摆脱灭亡的命运，不必等待宇智波止水成长起来后，再改变灭族之夜那个命运的节点。三轮雅士彻底被说服了，他点头道：“我们该怎么去沙隐村？”宇智波优再次环视战场，说道：“先回堰塞湖，等猫鼬到了，和他交接湖泊的情报，然后我们分头行动。我去南方川之都，在金川町的木叶驻地公开露面，用任务交接做出不在场证明，然后寻找一个安全隐蔽的场所，设置长明灯。三轮雅士，你直接去风之国，潜伏到最接近沙隐村的附近，等到第4天的深夜0点，用逆通灵的方法将我弄过去。等我将尸体都发射出去，我们马上就返回海边，就当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去完成我事先接到的任务。这个计划可以喵，沙滩、阳光、大海、螃蟹，还有椰子汁，嘿嘿，我喜欢这个计划喵。问题是风之国是大沙漠，三轮雅士，你能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喵哟，本喵告诉你一个隐秘的知识，我们忍猫一族最早就是生活在沙漠地区的。我还真不知道忍猫是从风之国迁徙到火之国的。当然不是喵，我们就是火之国的土著喵。那是环境自己变了喵。忍猫一族传承的血脉记忆中，火之国最初有大片的沙漠，反而是风之国曾经是浩瀚的大草原喵。你这么说，火之国现在这个环境竟然是初代火影生生改造出来的，血脉中的记忆就是初代火影干的，他超厉害的。宇智波优被震惊到了，嘴巴都合不上了。初代火影千手柱间掌握的是改天换地的伟力啊，就算是对忍者来说，初代火影和神也没有区别了。难怪宇智波斑拉家族跑路，宇智波家的前辈谁也不肯跟他走，谁让他打不过柱间呢？宇智波优因为这次战斗发生的心态改变，出现了新的变化，老子天下第31名的念头被粉碎了。和现在忍界的人比，他已经很强了，但和家族长辈宇智波斑比，差距还是很大很大，更何况还有初代火影千手柱间。骄傲这种情绪必须要收起来，等我也能做到改变一国的环境后再说。原本张牙舞爪的星原如遭当头棒喝，嚣张的气焰顿时大打折扣，皮珠和费离趁势扩张自己的力量。3只新型的摩擦家具掉落了大量的猴毛、猪毛、猫毛，纷纷洒洒的掉落在心田，化作了宇智波优心灵的养料。很快，宇智波优就察觉到了变化，因为一波波强大的瞳力从大脑中涌出，灌注到了他的双眼，让他觉得既清凉又温暖。先回堰塞湖，不能在战场附近休息，太容易出现意外了。他们还没有接近堰塞坝，就被提前赶到的猫鼬发现了，他大声的吆喝：“这个地方是怎么找到的？真是又漂亮又有用喵！做任务时碰上的，纯粹就是运气好。快来，我们已经在挖掘土坑了，建立祭坛的事情还是得你来做。不行喵，我们需要休息喵。喵，你们做什么去了？”面对猫鼬的询问，
宇智波优轻轻拽了三轮雅士的尾巴，然后自己抢着回答道：“有一帮沙隐村的忍者跑过来侦场，我们只能将他们赶走了，追了好远。好在你们终于来了，这下就不用怕了。”猫鼬闻言也是皱眉，他立刻派出了10几只忍猫四面散开进行警戒，然后安排帐篷、食物和水，让三轮雅士和宇智波优休息。进入帐篷，三轮雅士立刻释放出仙术查克拉，充满了整个帐篷的空间，阻止声音的外泄，然后问道：“和沙隐村的事情，连猫鼬也要瞒住的喵？”只能瞒着。猫鼬的性格是个不错的领袖，但他过于骄傲了，居然看不起人类忍者，不明白一个大忍村的分量。这里的自然能量没有修炼仙术的忍者是不需要的，而修炼仙术的忍者又一定有自己的渠道，所以才能被猫城堡占据。沙隐村也好，木叶村也好，都不会为了占据这个无用的地方和猫城堡闹翻。可要是沙隐村觉得猫城堡是个威胁，他们就会组织忍者前来攻打。5大忍村的实力，雅士你是清楚的，只要动员起来，不要说猫城堡，就是3大圣地也无法抵御。这事只能是你我2人承担，不能让猫城堡帮我们分担。我懂了喵，你快休息吧，我来警戒。拜托了。等你休息好了，做蜂蜜烤肉大餐喵。我们没有肉了，剩下的野猪残骸也都臭了。你去打猎喵，蜂蜜也得找到喵。你是资本家吗？不对，资本家没有这么狠。你是奴隶主吧？快休息，本喵会让忍猫去寻找线索的喵。安心休息的宇智波优沉浸入心灵世界，观察了3个星形相互摩擦的状况，借助这可视化的心理活动，仔细评估了自己的状态。结果证明，3个星形是非常有利的状态，他们很容易就会形成3组鼎立之势，彼此牵制之下，大大的降低了宇智波优的负担。他开始调动自然能量，震荡丹田，发出轰鸣钟声，涤荡自己的心灵世界。这次突破还是很可观的，最直接结果是经脉的容量和脉动增长了10倍，引发的涤荡钟声越发的威严宏大，有效的镇压了3只星形，很快就将它们打回原形。但3只星形的最小体型永久的增加了10倍，体型的变化提醒宇智波优，这一次轻易的镇压星形是突破后带来的福利。下一次星形的躁动将会以新的体型开始，更加具有致命的威胁。这即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理。随着自身修仙的进步，精气神10倍的壮大后，心魔也会随之壮大10倍，甚至更多。星形躁动的问题解决了，宇智波优没有急着结束，而是做着运行装法，引导心境归于自然，加快星形残渣的消化速度。精气神3者联动，其物金属强化器，星形磨练强化了神，只有代表身体的精没有额外的增长手段，不是负重苦练就是狂吃大餐。身体强化速度偏慢，已经成为他修行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但现在该考虑如何去弄肉，满足自己和3轮雅士的身体需求，已经是问题了，坚决不能进一步加重。但宇智波优刚刚走出帐篷，就发现忍猫们爆发了骚动，他们在高喊着：“网住了，网住什么动物了？还有好多！”他立刻跟着奔跑的忍猫冲向湖面，去看看湖底陷阱网罗网到了什么动物。网是猫鼬亲自安放的，也是他亲手收的，要的就是第一时间享受收获的喜悦。猫鼬失望的感觉到，网中的动静很小，分量也没有很重的感觉，看来是没有什么大的收获。其实能够从窄窄的石缝钻过来，生物的体型就不可能太大，自然也不会具有夸张的力量。等到网收上来，宇智波优认出来网到的是鱼，但是重怪鱼。地下河的鱼儿长得有点像泥鳅，没有眼睛，没有鳞片，身体是完全透明的，内脏只有小小的一团，圆形的嘴巴中满满的都是细小锋利的牙齿。它们就算是落到了网中，也没有做出挣扎的动作，而是围着一个中心，用牙齿拼命地撕咬着什么。宇智波优笑着说道：“这鱼挺有意思，但它们死都要咬的东西，有更大的可能是好东西。”猫又兴奋起来，直接跳下水面，将网抱到了岸上。忍猫们一冲而上，七爪八嘴的把所有的小鱼都捡出来，然后找到了那个吸引小鱼的东西，看起来竟然是一片石头。宇智波优接过来，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终于看出来点端倪。他对猫鼬说道：“怎么看都是石头质地的树皮，应该是古老的树皮化石。”猫鼬问道：“化石有什么用呢？”化石是远古时代的生物残留痕迹，能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的生物和世界。发现猫鼬眼睛里开始出现蚊香，宇智波优自觉地闭上了嘴巴。是啊，对忍者、忍猫来说，化石有屁的用，就是对宇智波优自己来说，这片化石也没有丝毫的用处。不甘心的他将化石塞进了嘴巴，用牙齿轻轻地咬了咬，凉凉的，没有味道，质地很硬，完全咬不动。而且宇智波优的身体没有对这玩意产生任何的渴求，还真是没有用的东西。可能是化石成分中含有这些鱼必须的微量元素，比如硅酸盐之类的盐分。但这些鱼的状态不对，猫鼬，你把这个东西收好吧，也许将来我们能发现它的价值。猫鼬一听就把脑袋摇晃得如同拨浪鼓，连声表示拒绝：“不要，不要，我可没有耐心管收藏喵，让我保管不用几天，我自己就找不到喵。要么你自己留着，要么你找机会交给猫婆婆收藏，她很细心的，一定不会弄丢。”宇智波优点点头，塞进了忍具包里，然后去查看那些透明的小鱼。猫鼬和其他的忍猫都凑上了，用鼻子闻来闻去，这鱼竟然没有腥味，甚至还有一种淡淡的清香。宇智波优闭着眼睛闻，他立刻产生了错觉，只觉得面前根本不是鱼，而是刚刚冒头出来的荷花花苞，淡淡的清香散发，又有着强烈的内蕴，等待绽放。这一次用不着将小鱼放进嘴里，宇智波优的身体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他饿了。宇智波优忍不住发出了感慨：“好香，这一定是好东西。”猫鼬是个急性子，本来就被香味刺激的口水直流，听到宇智波优这么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进食的冲动。他用爪子夹住一条小鱼，丢进了嘴巴里，嚼也不嚼的就吞了下去。猫鼬的速度是如此之快，
宇智波优才刚刚开口提醒慢点，小鱼就已经被他吞到肚子里了。猫又咧开嘴，哈哈大笑道：“哈哈哈喵，不用为我担心，我可是忍猫出身的猫仙人，肚子的消化能力不是你们人类能够比的。而且这条鱼好有趣，刚进喉咙就融化，像浓汤一样流进了我的肚子。”他比了比自己4米的身高，又拍了拍自己的肚子，得意地说道：“我的身体这么强壮，消化能力这么强大，进了我肚子的肉就不可能……哦哇！”话都没有说完，猫鼬就吐出一口奇怪的气，散发的味道肯定不是香味，但也绝对算不上臭，总之就是很古怪，而且量极大。紧接着，猫鼬的鼻子开始流血，眼睛、背后、腿部曾经遭遇重伤留下的伤疤全都在冒血，并且还冒出了蠕动的肉芽，十分的瘆人。忍猫们吓得喵喵乱叫，本能控制着它们向后逃跑，但对老大的关心又阻止了它们远远的逃开，就只能远远的围在5、6米外，焦急的看着宇智波优施救。宇智波优在猫鼬吐气的第一时间就冲了过去，开始对大猫的身体进行检查，但自然能量反馈回来的感觉却非常奇怪。除了胃部和肠子表现出消化不良的症状，猫鼬的身体竟然是前所未有的好，那些流出鲜血的地方更是聚集了旺盛的生机。难道鱼肉中含有活性生物毒素？我感知到的生机不是猫鼬的，而是正在大量繁殖的细菌。不对，不是，这感觉是补过头了。那小鱼真是好东西。随着宇智波优观察到肉芽相互纠结融合，不但消化了伤疤的结缔组织，还重新填充了伤口缺损的血肉，彻底消除了伤疤，甚至连毛发都在快速的生长。他便彻底放心下来，的确不是毒，而是治疗伤害、强化身体的神奇补品。只不过对猫鼬来说补得太狠了，他的身体没有足够的承受力，这才以昏迷的方式减轻冲击。宇智波优只能代劳操纵猫鼬体内的自然能量运转，激活身体强化的种种机制，将消化能力开启到最大，以最快的速度消耗整条小鱼的带来的生机和能量。就算是如此，猫鼬也折腾了足足2个小时，这才彻底消化掉小鱼的营养，精疲力竭的沉沉睡去。将猫鼬交给忍猫们照顾，宇智波优开始研究这些小鱼，比起忍猫们发现的野生动物和蜂巢，当然是这些小鱼更有价值。根据猫鼬的亲自体验、亲口描述和身体的表现，宇智波优能够确定这些小鱼绝对是好东西。问题就是太好了，小鱼入口即化，进肚子就吸收，营养转化的效率太高，结果超过了猫仙人的身体承受能力，这才导致猫鼬翻车。宇智波优自言自语道：“按照这个思路，那就应该通过加工延缓消化的速度，降低对身体的冲击。决定了，就煎制成小鱼干，完全满足加工的目标，而且还能延长食物的保质期，一举两得。”说干就干，宇智波优架上铁锅，生火开始煎制小鱼干。小鱼没有鳞片，体表皮肤也没有粘液，很是干爽，内脏也不用去除，说不定营养都集中在内脏里呢。在热油锅里加入少量的油，烧热后把小鱼一条一条放进去，热油热锅才不容易粘锅，避免小鱼损失珍贵的肉质。等到所有的小鱼都放进去，就加点盐，然后开始轻柔的颠锅翻炒，期间不断添加研末和干粉，增加味道和吸收油脂。本来制作小鱼干还要加入剁椒、胡椒粉、酱油、拍蒜米后再炒香，但宇智波优发现用不着了。随着水分在煎制中被蒸干，鱼肉和油脂结合，开始散发出奇香和奇鲜的味道。宇智波优轻轻一闻就知道，此时再加任何香料都是多余，甚至会损害小鱼干的鲜香。他果断的起锅，将小鱼干倒入铺了白纱布的盘子里。小鱼干已经制作好了。从小鱼刚刚下锅，三轮雅士被香味刺激的再也睡不着了。他悄无声息的走了过来，口水肆意的看着小鱼干一点点做好，突然将白色爪子拍在放着盘子的桌面，但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狸花猫愣了一下，噌的弹出爪子抓到桌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吸引宇智波优的注意力。三轮雅士和宇智波优签订契约后，当然没少吃小鱼干，市场里买的，宇智波优亲手做的，他吃到过不下30种。但今天这些小鱼干却与众不同，散发着让猫致命的香味。那香味从出锅前就爆炸般的扩散，勾得狸花猫神魂不安。蜂蜜烤肉此时早就不在三轮雅士的脑子里了。他向铲屎官示威，目的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他也根本无法隐藏，身体的表现实在是太明显了。但猫鼬的表现在前，宇智波优哪里敢整条给他吃，于是就切下了一点点，大概相当于1/5个鱼头，结果就把这小猫给气坏了。瞧不起谁呢？就这一点点东西，本喵舌头一舔就没了，哪有这么吝啬的？闹腾一会，三轮雅士还是在一群忍猫的劝说下，委委屈屈地舔舐了碟子里的碎渣鱼头，然后就体验到了痒痒到魂都飞了的感觉。小鱼干里蕴含的是澎湃的生命能量，能够极大的强化食用者的身体，但也会对食用者的消化系统造成巨大压力。三轮雅士作为第一个猫仙人，在仙树上完爆猫鼬，但猫鼬那4米出头的强壮身躯碾压了全长不过半米的狸花猫，哪怕是经过处理的小鱼干，哪怕是只有1/5个脑袋的碎渣，三轮雅士还是难以承受那巨大的生命能量。好在仙树查克拉具有超强的转化效率，能够支撑着三轮雅士不会出现异变，转化的速度快，却又有个弊端，那就是不可遏制的痒。发自骨髓的痒可不会让猫想笑，而是让它四肢僵直，尾巴炸毛，却连叫都叫不出来。宇智波优赶紧将狸花猫捧在手里，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它调控，从小鱼干到身体强化的整个过程，一点一点被它梳理，找出效率和副作用之间的平衡。这就是修炼法，只是针对使用特殊食物时才有用而已。三轮雅士非常聪明，很快就掌握了消化修炼法，随之便摆脱了异常状态。喵呜，这太可怕了，幸亏有优在，不然本喵就要丢大猫了。狸花猫现在对小鱼干是又爱又怕，围着盘子转圈圈，纠结地问道：“这可真是好东西，可效果也太强了，怎么吃啊？”宇智波优笑着说道：“
把现在你运转的功法练熟，把身体练得强壮100倍，就能承受了。100倍？喵呜，这是做不到的喵。我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再加工一次，稀释小鱼干的分量。虽然没有这么香了，但应该可以放心的吃了。快点喵，拜托喵。宇智波优拿出一张纸，一边思考一边书写。他是根据猫鼬自己还有三轮雅士吃掉小鱼干后的反应，思考抑制负面效果的药方，再加上足量的面粉稀释小鱼干的纯度，就能够当做日常吃的零食了。完成药方后，他就安排三轮雅士去猫城堡采购药材以及100公面粉，用这么大量的面粉做底，混合小鱼干磨成的粉末，再用油煎炸成小鱼干的模样，就可以被当作零食小鱼干。按照宇智波优的计算，猫鼬和三轮雅士能想吃就吃，只要不大把大把的吞下去，就能保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普通的忍猫隔3到5天也是能吃1根的，虽然没法完全避免痛苦和痒痒，但不会真正有害于身体，反而会促进身体和查克拉的成长。只要时间足够长，猫城堡的忍猫就会越来越强壮，掌握仙术的忍猫也会越来越多，将来总会有第3位、第4位猫仙人的。到那时，猫城堡才能真正打出圣地的招牌，坐稳恒温仙龙老大的位置。2天后，宇智波优拿着新鲜出锅的油炸小面鱼，他的火候控制住了很好，小面鱼焦黄酥脆，散发着诱人的油货香气，以及混杂了香料、药材都掩饰不住的一股奇香，那就是经过煎制的透明小鱼香味，在10几种药材和香料的烘托下，被油炸后彻底激发出来，最终形成了让宇智波优垂涎3尺的致命诱惑。他强忍着口水将油炸小面鱼递出去，他面前的所有忍猫和2位猫仙人齐齐后退，一张张猫脸上露出渴望与恐惧并存的表情。宇智波优无奈地说道：“这是第3次了，应该没有问题了。”三轮雅士强忍着口水道：“这次该猫鼬了。”因为嘴巴大，口水淋淋沥沥的猫鼬摇头：“不，我不行了，我今天已经吃了6条了，再吃就又要流鼻血了。”小的们站出来个勇士，这可是很有好处的生物。忍猫们集体发出了喵呜的惨叫，然后退得更远了。老大，你别想再骗我们了，东西是好，可是吃了之后得换毛、拉肚子、呕吐，那是变强必经的磨难。按照宇智波优大人的说法，那是洗髓伐毛，清除你们体内的杂质，尤其是胃里的毛发和肠子里的毒素。猫鼬恨铁不成钢的吼道：“这可是难得的好处，你们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呢？忍猫的胆子呢？根性呢？”忍猫们闻言流泪，其中几只居然开口回答道：“可是当着这么多猫，上吐下泻，毛都掉光，超丢脸的。”猫鼬鼻子都气歪了：“你们吃了1根都能说话了，丢脸算什么？有没有真正的勇士？老大，你这么说太不公平了，你自己都不吃，你吃我们就吃。哦，吃就吃，不就是流鼻血吗？我不怕。”最终在猫鼬带头之下，有30多只勇气可嘉的忍猫尝试了新配方的小面鱼。事实证明，这次的配方是完美的。普通的忍猫们吃掉还是会有强烈的反应，但退毛是有序的，呕吐是可控的，就连拉肚子也能忍一忍，让忍猫能够跑到厕所去。对掌握了仙术查克拉的忍猫来说，反应就完全可控了，也就是有点轻微的发热上火症状，多喝点水就好。而对于2位猫仙人，全新配方的小面鱼好吃又舒服，吃下去后只觉得肚子里热烘烘的，全身暖洋洋的，舒服得很。三轮雅士开心地赞美道：“完美。”宇智波优自己也吃掉2个后问道：“这个怎么叫呢？油炸面鱼还是小鱼干？”忍猫们齐声争取命名权：小鱼干赛高。推荐一本朋友的书，长生从获得地煞道果开始干经验。推荐语：天象异化，道果崩临，仙佛已死，妖邪乱世。72地煞显化世间，凝成一颗颗道果，服下道果之人便可开启序列之修行。持有序列者，能通幽驱神，丹山净水，亦能借风布雾，奇情岛屿。可天道有污，修持序列亦有劫难。一梦醒来，王长生来到了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从一位盲目吞服道果而亡的小道士身上重生。慈母连世，鬼门洞开，旱魃焚天，此事之艰辛难以言表。好在王长生还有金手指，完成早课，道士经验值+1，只要进行跟道士相关的工作，就能获取经验值，提升职业等级和属性。依靠面板提升属性，达到容纳道果的要求，掌握地煞乃至天罡之术，完成御剑术习练，地煞道果剑术经验值+1，参透剑与气合一之玄妙，元神御剑，白光起处，杀人于无形。完成雷法修习，天罡道果掌握5雷，经验值+1，雷霆者，天之号令，驱雷翼电，治碎降魔。时光荏苒，不知不觉，王长生已成为名动天下的大威荡魔诛邪真人。小鱼干配方的核心是药方，这可是宇智波优精心配置50多只忍猫以身试药，好不容易才得到的珍宝。除了藏在宇智波优心里的，只有一份记录药方的卷轴，小小的卷轴被猫鼬珍藏在自己爪子的缝隙里，不杀了它是绝对偷不走的。宇智波优向猫鼬演示了炮制过程，从煎制小鱼干碾碎，到配置药材，到混入主要的填充料面粉，然后制型油炸出锅。31条透明鱼煎制后只有430克，却用了足足500公斤的面粉，制作成功后的成品堆积如山。猫鼬和忍猫们将成品小鱼干分成小份，小心地封入534件风物卷轴，用光了猫城堡这个老牌军火商的80%存货。忍猫们对此毫不心疼，他们知道小鱼干的价值远超风物卷轴，如果存放不得力，导致出现变质和损耗，哪怕只损失1000克，其价值也远远超过这么多的卷轴几倍。但猫鼬眉毛都不动地送给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足足200公斤，也没有任何一只忍猫觉得不对。
他们甚至觉得可以给的更多。宇智波鼬用再多就无法携带存在猫城堡的小鱼干，他们随时可以回来享用的理由说服了忍猫们。小鱼干全部收拾好，也到了分别的时间。猫鼬亲自将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送出去好几公里，这才相互告别。巨大的白猫毛发通体雪白，没有一根杂毛，也没有一点伤疤，脖颈上的鬃毛更是茂密浓厚，在微风中轻轻摆动。威风凛凛的猫鼬现在漂亮且威严，怎么看都像是一只真正的白色狮子。突然他摸出来一根小鱼干，丢进嘴巴里，咬得咔呲作响，然后一脸幸福地吞下去，感受着消化超凡食物带来的充实，心满意足地大笑起来。小的们，加油努力吧！不论是谁立下足够的功勋，都能从我这里换取小鱼干。从今天起，只要足够努力，所有忍猫都有机会掌握仙术，甚至有可能成为猫仙人了。忍猫们都根据各自的实力，分食过大小不等的面制小鱼干，深刻体会到了神奇食物的神奇。他们听到猫鼬的话，想到那最后经过调整配方，制作成了足足500公斤的小鱼干，每一只忍猫都对猫城堡的未来充满信心。忍猫们斗志昂扬，干劲十足地投入工作，争取早日完成忍猫要塞的建设。但首先要建造的是猫鼬大人答应的一座湖畔别墅，那是给予三轮雅士和宇智波鼬的报酬。坐落在山谷西面的突出巨岩上，是整座山谷第一个迎接阳光的角落。宇智波鼬选择了顺水南下，借助川之国激流的速度，在长途跋涉中能凭空节省1/3的时间。很快越过了废墟化的九分村，继续向南行进了大约100多公里。宇智波鼬就和三轮雅士分道扬镳，按照计划，他们分别前往川之都和沙隐村。确定时间，从现在起72小时后，你在沙隐村对我进行逆通灵。好的喵，鼬你也要保证及时点燃长明灯喵。梨花酱在风之国行动一切小心，如果有危险就立刻逃，不论是回到猫城堡还是去木叶村都行。笨蛋鼬，忍剑难道还有能够跟上我三轮雅士火焰跳跃的忍者喵？总之安全第一，你也一样喵。三轮雅士故作轻松地拿出小鱼干，一边嚼着一边速度极快地向西奔跑，很快就消失在山坡后面。宇智波鼬摇头笑了笑，继续顺水向南。和三轮雅士分别后，宇智波鼬激活自然能量，在湍急的水面上，他每一步落下都会释放出微弱的自然能量塑形，然后注入查克拉，激发忍术效果。这个简单到不能称之为忍术的术，在水面上绽放出一朵橙红色的火焰之花。这朵火焰之花是火盾蒸发出大量的水蒸气，在风盾的控制下产生的衍生结构，具有极为强大的推力。在推力的辅助下，宇智波鼬的速度骤然加快，留下一排几人高的水柱，消失在山谷的尽头。在水流、忍术、反推的加持下，宇智波鼬的时速飙到110公里，河道上的种种障碍物成了他最大的威胁，只能依靠写轮眼辗转腾挪，避免发生事故。此时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控制力不足，如果控制力再强10倍，宇智波鼬就能通过自然能量操控查克拉，以风盾与火盾的力量塑造涡喷结构，整个人化作喷气式巡航导弹，翱翔于天际之上。飞行天然就比地面更快，而且行迹更加隐秘，还不用考虑躲避障碍物的问题，那才是最省心赶路方式。经过20几个小时的狂奔，宇智波鼬就走完了近2000公里的行程，接近了他的目的地川之国的川之都。这座城市位于川之国的南方的冲积平原，坐落在数百条河流的入海口，卡住了连接风之国和火之国的大道。川之国的冲积平原有数不清的支流，建造了数以千计的桥梁，因此川之都又被称之为千桥之城。在武士时代，川之都是易守难攻的圣地，加上土地平坦肥沃，水源充足，灌溉方便，粮食产量高，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到了忍者的时代，河流桥梁根本无法阻止忍者的通过，川之都就变得易攻难守，以至于谁也不会再坚守这座城市。2次忍界战争中，川之都易手不下30次，没有发生过一次攻城战。意外的和平保住了这座城市的元气，使得它成为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上一次战争结束后，木叶村、雾隐村和沙隐村干脆签订契约，将川之都作为永久中立的城市，禁止建造任何军事性的设施。3家忍村联合保证，不管谁实际占领川之都，必须允许其他2家的忍者机构继续存在。面对3大忍村协议支配自己的国都，川之国国君屁都不敢放，原来的小忍村更是乖乖搬走，搬迁到北方的群山之间，改名古隐村。因为放弃了国都的任务，古隐村日渐衰微，但川之都却蓬勃地发展起来，超过了风之国和水之国的所有城市，就算是经济最发达的火之国，也只有木叶村和火之都能够媲美。顺便说一句，赌博圣地短侧街就坐落在外围的卫星小镇。当宇智波鼬接近到距离川之都200公里，越过一片狼藉的巨石堆积区，就感受到了繁华。河边的村落挨着村落，河面上船只来来往往，热闹繁忙。宇智波鼬停止忍术的运转，踩着水穿过大大小小船只，向南方继续前进。等到看到远处的城市建筑剪影，船只的密度达到了拥堵的程度，船只之间更是有大量的忍者来来往往。宇智波鼬用了足足2个小时才进入金川町的木叶村据点。接待宇智波鼬的中年忍者是熟人，他们都是老队长的部下，彼此之间相处的还算是愉快。在一次任务中，小队和岩银忍者发生冲突，中年忍者的一条手臂都被炸伤，回到村子的时候已经严重腐烂，只能截肢保命。失去了一只手就没有办法结印，普通的中忍就丧失了忍术，只能被迫退役。中年忍者笑着问道：怎么跑到南边交任务了？回村不是更快吗？宇智波鼬解释道：我是顺着河过来的，用的时间多不了多少，而且我在任务发布人那里又额外完成了一个紧急任务，证明文书和任务奖金我都拿到了。川之国的任务得你们这里做确认，回村的话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了。哈哈，说得对，川之国的任务还是到这里检验，路上来回拖延的厉害。
行政忍者拿着九森村村长出具的证明，去资料库中对比了事先留存的案记，确认宇智波优完成任务的真实性，然后收取部分奖金作为费用，给他增加了相关的任务记录，就算是完成了任务交接。临走前，中年忍者问道：“渊上老队长，如今还好吗？”宇智波优看了他一眼，回答道：“跟你一样，退役当了一个行政忍者，在木叶村的任务中心。我还以为队长他能完好的退休呢，到底也是退役了。”中年忍者抬起骑肘消失的右臂，无比遗憾地说道：“除了那些大家族的掌权者，我还没有见到退休的忍者呢。会有的，总会有的。”眼见勾起了老队友的伤心事，宇智波优丢下一句安慰的话，就悄然离开了。川之都经济繁荣，任务量很大，宇智波优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捕猎旗鱼。这是一种忍界南方海域中的特有品种，凶猛彪悍，游泳速度极快，因此肉质紧实富含脂肪，是最上等的食材。旗鱼极难捕捉，而且只在远海的洋流中活动，即便捕捉到了，也很难在腐烂之前带回陆地。于是就成为了最多的忍者悬赏任务，但也是最不受忍者欢迎的任务。倒不是忍者抓不住旗鱼，而是完成这种任务靠的是运气。获得的旗鱼情报都是船员带来的，通常是时间在几天前，坐标在几百公里外，旗鱼每小时可以移动90公里，情报毫无价值。忍者通常不会领取这样的任务，而是在组队执行其他任务时遇到了旗鱼，就会顺带着猎杀。猎杀失败，大家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也不会影响原本的任务完成。猎杀成功，就分出一名队员带着战利品赶回川之都交任务，算是大家的一笔意外收入。宇智波优开始不知道其中的弯弯绕绕，因为任务具有高度的自由性，且很难被针对性监视，便领取了。等到了解到问题，他也觉得无所谓，反正他不在乎钱，也不在乎任务完成率。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出海，找到一个足够偏僻的岛屿，做好去沙隐村的准备。三轮雅士没有吹牛，忍猫的确是沙漠物种。他离开川之国的峡谷，踏上炙热黄沙的瞬间，忍猫血脉中传承的沙漠生存技能就复活了。三轮雅士发现自己能凭借直觉在沙漠中确定方向，能闻到100公里外的水源气味，能撒开梅花脚趾，平稳地走在松软的沙子上，后而柔软的长毛白天能够遮挡阳光，深夜能够保护体温。最重要的是，他还自然领悟了收集露水的术，就算是找不到绿洲，也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作为掌握火属仙术查克拉的猫仙人，他能忍受300度高温，沙漠白昼的70度不过是洒水。真正困扰三轮雅士的问题是，他不知道沙隐村在哪。小鱼干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出发前忘记询问铲屎官相关的情报。出于保密的需求，梨花猫又不能找人询问，只好根据连串的绿洲判断出沙漠水脉的走向，对水脉的交汇点逐一排查。三轮雅士日夜不休地在沙漠中狂奔，依靠小鱼干保持充沛的体力，到第3天中午，居然幸运地找到了沙隐村。在72小时的时限到来时，他成功将宇智波优逆通灵了过来，真是太不容易了。从时空转换的晕眩中好转后，宇智波优忍不住惊呼道：“哎呦，我可怜的梨花酱，你怎么成这样了？”眼前的梨花猫毛发打结，黄扑扑的沙子盖住了虎斑，就像是泥鳅一样，狼狈到了极点。三轮雅士没好气地抱怨道：“你忘记告诉我沙隐村在哪里了？我只能在大沙漠里来回找，我跑了整整3天。快去南海吧，我已经在洞窟里准备好了热水和食物。”宇智波优笑着诱惑他：“有鲜烤海蟹、岩板鱿鱼、木鱼花饭团，还有你想要的椰子水，棒极了喵！你过去了洗个澡，吃几个饭团垫垫肚子，就可以再次施展逆通灵了。这么着急喵？这里是大沙漠，我从地下靠近沙隐村，挖开通道的难度很低，毕竟我又不需要穿过岩石进入村子内部，在外面向沙隐村释放烟花，也就1刻钟吧。到时候整个沙隐村都会炸窝的，被一个忍村围剿，我坚持不了多久的。”三轮雅士上下打量，说道：“原来你已经做好了打一场的准备，难怪打扮成追杀海野龟腐蚀的样子。自己不能掌握空间能力，就必须得考虑冗余的问题。我不想打，但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而且我这次打扮的不一样，我没有戴护目镜。护目镜不是在面具下面吗？我怎么能看得出来喵？不理你了，我走了喵。”三轮雅士拍出一团火焰，感应了一会才嘀咕道：“还真是挺远的呢。”随后梨花猫就钻进了火焰中，消失不见。宇智波优也随之沉入地下，展开了行动。10分钟后，沙隐村的天然岩山围墙外，无尽的沙地上沙子下漏，出现了5个黝黑的洞穴。在漆黑的夜晚，岩山上警戒的沙隐忍者没有夜视能力，根本看不到这样不过40厘米的洞穴。直到洞穴内冒出了红光，巡逻的沙隐忍者得到警报后，立刻跑过来查看情况，但他们还没有接近，伴随着5声沉闷爆炸，从洞穴中飞起了5具尸体，带着点点火光向沙隐村的高空飞去。这一下敌意尽显，尽管没有感受到任何的查克拉波动，但沙隐村忍者还是拉响了警报。敌袭！警戒！在忍者们都动起来防备袭击的时候，天空上炸开了5朵灿烂的烟花，将整个沙隐村都照亮了一瞬间。随着人体烟花炸裂，可怕的灰烬覆盖了沙隐村，代表着死亡的蛋白质燃烧味，以及诡异的恶臭也在沙隐村散开。就像几个月前的木叶村一样，闻到恶臭的普通村民和年轻下忍开始呕吐，资深的忍者则立刻联想到了真相，他们个个面色阴沉，怒不可遏地组成搜索队，立即展开了搜索。此时沙隐村的高层也都被惊动了，但那些在上一场战争中就是高层的老家伙们都没有动。区区几个烟花怎么了？烟花里有死人又怎么了？用这种没有任何实质伤害的动作，就证明敌人实力虚弱，根本不敢正面挑衅沙隐村。也就是说，沙隐村最多是丢点脸，可老家伙们哪个是被磨练的脸皮厚实？丢脸那是沙隐村的事情，关我千代海老藏上村一时什么事？老家伙们不关心敌人，
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另外2个高层，2个年轻的新锐。因为沙隐村即将发动战争，必须选出能够做出紧急决策的领袖。罗莎和叶苍的争夺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大家已经倾向于掌握词盾的罗莎，他和3代风影类似的能力和亲密关系，最有利于权力的继承，有利于凝聚沙隐村的人心和战斗力。因此，像海老藏之类的老人都已经悄悄向罗莎透露了消息，4代风影的人选将在2天内被确定，然后由新任的风影宣布向木叶村发动战争。他没有直说罗莎就是4代风影，但将村子的战争计划细节都告知，这样的暗示已经足够明显了。激动的罗莎彻夜未眠，在自己家的房顶上看星星，因此第一时间看到了火光和烟花，也被灰烬落了个满身。在享受人生最得意的时刻，突然被人用这么侮辱的方式弄一下，罗莎顿时暴怒，操纵金沙托举着自己冲向烟花出现的方向。另一边，叶苍是个没有太多心思的人，他早已安稳的睡觉了，被爆炸声惊醒后迅速穿戴起身。叶苍出来后看到的就是罗莎驾驭着金灿灿的沙子冲上了村子的外围崖壁，他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向那个方向追了过去，以最快的速度越过崖壁冲出了村子。宇智波优放出烟花后，立刻向着远离沙隐村的方向移动，因为沙子十分松软，加上土属自然能量的加持，他在地下移动的速度不比自己跑得慢，于是他干脆就保持在地下，快速而隐蔽的逃离。宇智波优没有任何具体的目的地，他只需要再拖延5分钟，等待来自三轮雅市的逆通灵，就能瞬间到达几千公里外的南海。沙隐村的忍者再厉害，也不可能追过去。但首次和一个大型忍村作对，宇智波优保持了最大的谨慎，不仅仅是变脸、改身高、化妆、贴美瞳、戴面具，他还将所有的查克拉收束，刻意的只使用自然能量，主打的就是伪装细节到位。纯粹使用自然能量有个特别大的好处，那就是不易被忍者察觉。宇智波优感觉到了有些速度特别快的忍者，或者驾驭着某种飞行道具或忍兽的忍者从自己身边或头上掠过去，但没有人发现自己就在他们脚下。很快，5分钟计时到了，宇智波优干脆停了下来，将身边的沙子都推开，形成了一个直径2米的球形空间，等待来自三轮雅市的逆通灵。宇智波优甚至有余暇，在心中默数着最后的30秒，28、27、3、2、1。宇智波优意外的没有按时感到熟悉的逆通灵的呼唤，在和三轮雅市缔结契约后的3年多，这还是第一次出现约定后爽约的情况。宇智波优倒吸一口凉气，这要是逆通灵计划失败，他就得想办法突围了。他立刻开始检查，以排除各种可能的原因导致逆通灵失效。时间确定无误，约定的时间确实过了。磁场附近磁场正常，反应微弱，没有问题。封印检测证明没有封印干扰。自然能量尝试确定他依然可以和猫城堡建立联系，能够通过三轮雅市的契约呼唤他的忍猫小弟。宇智波优干脆尝试通灵三轮雅市，发现能够正常的沟通梨花猫的查克拉，但没有得到它可以通灵的响应。宇智波优没有强行通灵，不然就一人一猫就只能从沙隐村的围捕中强行突围，那可就太危险了。他并没有怀疑自己遭到了背叛，反而是开始担心梨花猫的安全。他认为小猫可能因为某种原因陷入了昏迷，于是宇智波优一边用通灵术尝试唤醒三轮雅市，一边准备继续在沙子下面前进。但这时候他发现自己脚下的沙子颜色不对，而且这些异色的沙子能够自己动。在沙隐村能够控制住沙子的只有一尾守鹤和其人助力，以及已经被嘎掉的3代风影，但不知道是否已经登上风影之位的4代风影罗莎，他也能控制一种特殊的沙子金沙。宇智波优打了个响指，一道火光在狭小的球形空间内燃起，果然那些从沙子中努力挤出来的沙子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这就可以断定了，的确是罗莎来了。宇智波优甚至能够断定罗莎这家伙是乘坐金沙飞过了自己的头顶，跑到外围找不到目标后折返回来，一点点的过滤地底进行最细致的检查。既然金沙渗透进了自己开挖出来的球形空间，那罗莎必然是发现了自己，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要么是全力逃跑，再也不管什么隐藏不隐藏的火力全开，在沙隐村发现情况不对，动员更多的隐级忍者支援前，强力突破沙隐忍者的包围。但说实话，因为罗莎会飞，这个方案实施起来极难，很容易反复被包围，最后在大军的围剿下落败身死。要么就是装得大大的凡尔赛，用自然能量的特点、神通和幻术威慑住所有的沙隐忍者，争取时间等待三轮雅市的逆通灵。成功的话，不但能顺利脱身，还能吓住沙隐忍者，误导他们的调查方向，结果堪称是完美。失败的话，很可能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沙隐村5、6个隐级忍者围住猛锤，一点挣扎的余地都没有。这个方案的关键就在于三轮雅市能不能及时的恢复过来，将宇智波优弄走。宇智波优笑了，嘿，当然是只能相信他了，相信三轮雅市不会把我丢在这里不管的。决心已定，宇智波优自然能量全开，上百米范围内的沙子瞬间柔化如水。没人想到沙子突然变得如同流水，至少20名沙隐忍者掉进了液化的沙子中，惊恐万状的呼救挣扎。他们都见识过3代风影的操沙绝技，不论多么强大的上忍，只要陷进风影的沙子里，就只能凄惨的碾成一团血肉浆糊。而宇智波优就在沙隐忍者呼救挣扎的时候，一点点从沙地上浮了上来。叶苍神色凝重地问道：“这是磁盾？”罗莎摇了摇头，回答道：“不是磁盾，我甚至没有感觉到任何查克拉。你呢？”“我也没有感到查克拉，但这表现和3代风影太像了。”“不，其实不像的，区别很大。”罗莎严肃地说道。“但沙子的这种变化能够困住我的金沙，我从这个奇怪的区域把金沙分离出来，难度很大。”叶苍双拳握紧，眼神坚定地看向对方，兴奋地说道：“那就应该派人通知长老们，
立刻前来支援我。罗莎的话刚说到一半，叶苍就无比兴奋地大喊道：“是我先上了！”伴随着魏洛的话音，叶苍身形瞬间消失，一道淡淡的人影出现在宇智波鼬的身边，纤细的身材却挥出了有力的一拳。但无论忍者的速度有多快，在三勾玉血轮眼面前，那都是渣渣。宇智波鼬将动态视力开启到最大，他眼中的世界亮度骤然降低，但速度快如闪电的叶苍也就变成了一帧一帧的慢动作。他不仅仅看清楚了叶苍的动作，也预测到了叶苍的落脚点和下一步动作，甚至还有余暇欣赏了女忍者姣好的容貌。和他所熟知的那个秽土叶苍相比，眼前的少女叶苍还颇为稚嫩，发型也不是代表成熟的发髻，而是扎成高马尾。活的叶苍颜值远比秽土叶苍好看，毕竟顶着一双黑底红瞳的眼睛，什么样的颜值都是要打折扣的。而且高马尾也更加适合叶苍高挑的身材，或者说更符合某个18岁老男人的审美，他就喜欢这个调调。但是喜欢和放纵是两回事，何况叶苍是来打宇智波鼬的。全知心眼发动，逍遥游发动，两个神通发动后，随着叶苍靠近到12米内，宇智波鼬能够通过心眼感知到更加详细的信息，以至于血轮眼都暂时退居2线，绝对掌控身体周围。逍遥游的能力自然发动，宇智波鼬轻松地找到了叶苍攻击的破绽，仅仅是通过脚步移动就完全避开了疾风骤雨般的攻击。他的动作是那样的轻松，自然地透露出一股飘逸的气韵。周围的沙银忍者看到敌人如此优雅，自然地无视了叶苍的攻击，无不感到心头发凉，甚至自然就生出了我不是他对手的想法。其实宇智波也在发愁，他没有想到两个神通同时开启，对自然能量的消耗会如此之大。按照这个速度持续消耗下去，半小时最多40分钟后，他体内的自然能量就会因为消耗过大，无法抵抗查克拉从细胞向经脉的渗透了。但纯粹依靠血轮眼，宇智波鼬就不能完全掌控一切，在近战中对叶苍的优势不再是绝对性的，他就做不到如此轻松写意，如此的没有烟火气。他必须动起来，以更大的动作进行闪避和招架，才能压制叶苍的攻击。但只要动起来，就不可能还有现在这种震慑人心的高手范，其他忍者很可能会一拥而上，将他围起来猛打。宇智波鼬可不是战场武王，血轮眼也好，全知心眼也好，都是在战斗经验之上的加成，而不是直接将他的战斗力推到忍界的巅峰。他的战斗经验还不足以支持他在围殴中游刃有余，随时保持1对1的战斗场面，不让敌人有任何联合攻击的机会。至于宇智波斑那样在人群中准确抓到关键点，轻松精确地打击敌人，甚至以一敌众，借力打力，利用敌人的攻击打击敌人，宇智波鼬现在是想都不敢想，他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叶苍连续攻击之下，却连敌人的衣服都没有碰到。他和宇智波鼬的距离极近，无法体会敌人的动作是怎样的轻松，但贴身近战中被压制至此，他自然是心惊肉跳。但忍者的强项从来不是体术，近战被压制得如此彻底，叶苍立刻决定用忍术破局。少女上忍的双手急速结印，瞬间凝聚出2个橙色的火球。灼盾过征杀，在12米的范围内调动查克拉，对于宇智波鼬来说就等于提前明示。他甚至感知到了灼盾运转的具体细节，了解到叶苍操纵灼盾的不少技巧。凭借着对查克拉的了解，宇智波鼬应对灼盾构建的火球就显得很简单。他轻轻地挥动左手，以风属自然能量侵袭灼盾火球，强行掠夺了灼盾中的风盾查克拉，结合成了风属仙术查克拉。而随之到来的火属自然能量又和被排出的火盾查克拉结合，形成了火属仙术查克拉。沙银忍者们看到的就是神秘敌人一挥手就把叶苍的灼盾火球消灭了，分解成了火盾和风盾，这完全违背了忍者对于查克拉的认知。灼盾是风盾和火盾融合后产生的泄气线剑，在忍者的认知中，推动灼盾的是一种不同于风盾和火盾的特殊查克拉。但今天初次接触到灼盾，尤其是在全知心眼的范围内，宇智波鼬知道了不存在什么灼盾查克拉，那种特殊的查克拉还是风盾和火盾的组合。只不过这种组合异常紧密，完全可以被称之为融合，就像是氢气和氧气结合后融合出来的水。水当然是完全不同于氢气和氧气的物质，但水并不是一种新的元素。忍界的查克拉只有5种，阴阳是否能够加上算作7种，宇智波鼬也不清楚，也许接触到真正的阴阳盾后，他就会知道了。据说血轮眼是阴盾的产物，医疗忍术是阳盾的产物，但宇智波鼬无法确定。他在自己身上只发现了从大脑中流淌出来的瞳力，却没有发现过任何明确的阴盾查克拉。他在忍者医院中接触过不下20个医疗忍者，对医疗忍术不算陌生，也没有发现任何阳盾查克拉。无论是血轮眼的瞳力，还是医疗忍术的绿色查克拉，都是5种查克拉之一，被赋予了特殊的形态而已，或许应该归类于特殊的质变。但宇智波鼬无法排除一种可能，特殊的查克拉形态就是阴阳盾查克拉赋予的，而他还没有足够的水平接触到更高级的阴阳盾查克拉。毕竟他也无法理解最基础的无属性查克拉，明明存在于体术运用中，明明还能用来使用各种1级的忍术，但他就是无法明确的分离和把握，连无属性查克拉都拿捏不住，明显更厉害的阴阳盾更难发现和了解，岂不是理所当然？宇智波鼬用手毁灭了灼盾火球，吓坏了沙隐忍者们，而且是实力越强的沙隐忍者受到的惊吓反而越猛烈。在场最强的叶苍和罗莎更是被吓得魂飞天外。罗莎再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他抓住身边的忍者，命令他立刻回村报信，并请求高层紧急支援，告诉长老们，支援越快越好，人越强越好，最好是请门左卫门大人前来支援，敌人的强大超出我的认知。相对于罗莎的求援，距离更近，感受更直观，受到的震撼更强烈。明明也是吓得神魂大冒的叶苍，做出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预料。他尖叫一声，提举起体内的查克拉，凝聚出更大的橙色火球。这么大的火球，
一旦爆发开来，连叶苍都难以幸免，水分被蒸发的下场。他竟然发动了同归于尽的攻击。谁能想到，容貌秀美、身材婀娜窈窕、穿着性感美艳的叶苍，性格竟然如此暴烈，一言不合就跟人玩命。尤其是宇智波优，他记得这个女人在4战中出场时，明知道自己是被沙隐村出卖而死，也主动将报复的目标局限在雾阴忍者身上，更是在自己徒弟卷的劝说下，转换了阵营，帮助忍者控制了暴盾忍者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暴烈少女在未来变成了温柔大姐姐？明明她也没有谈恋爱生孩子呀。但在突然的变动，只要发生在足够近的距离内，对于宇智波优来说就不算意外。他从容地评估了灼盾查克拉的量，然后调动合适的自然能量，拆解了这个巨大的火球，速度甚至比对付小火球更快。宇智波优甚至有时间思考，一个真正的隐士老怪物，面对少女不知死活的攻击，会不会感受到被冒犯了？那肯定是会的，越是高手，脾气就该越大。接着他又想到，老怪物的话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杀了叶苍？还是……好像怎么做都行，毕竟是老怪物嘛，只要表现得神经质一点，做出人意料的事情，人设就不会出现问题。那就看是不是能够杀掉他，以及哪种做法对自己最有利，最容易拖延时间。宇智波优仔细想了想，杀当然是能够做到的。叶苍贸然进入自己全知神通覆盖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凝聚查克拉，给了他用自然能量和查克拉的高结合性拆解灼盾的机会和时间。他是自己把自己的优势全都弄丢了。这个女人要是站到50-60米远，远远的将火球发射过来，宇智波优就没有时间拆解灼盾火球，只能老老实实的闪避，或者用自己的忍术半路拦截。没有了灼盾的加持，叶苍不过是个体术优秀的上忍而已，又紧靠在宇智波优的身边，可以说只要伸手就能杀掉他。但杀掉他对宇智波优不利。面对实力强大到难以估量的怪物，杀隐的忍者们会做出最保守的选择，不会轻易发起攻击。但要是连美少女叶苍都随手杀掉，就证明这是个嗜杀的怪物，杀隐忍者们就会觉得自己死定了，反正都是死，那不如用最大的力量和怪物拼了。至于说逃跑保命，杀隐忍者们做不出来这种行为。现在的杀隐忍者还没有被打断脊梁，只有面对那种不可抵御，甚至拼命也毫无意义的敌人，他们才会掉头逃跑。比如已经死掉的木叶白牙，连沙隐村3代风影都公开的认可，遇到白牙放弃任务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沙隐忍者们才会选择掉头逃跑。但也只有白牙才有这样的资格，其他人再强也只能逼得沙隐忍者拼命而已。所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宇智波优不能杀掉叶苍，但为了自己伪装的人设，他也不能轻易放过他。就在为难该用什么方式惩罚叶苍时，他的脑海里灵光闪现，他想到了老小孩这个词，老人老了就会认性别，像小孩子一样难以捉摸。那么小男孩遇到挑衅自己的女孩会做什么呢？掀裙子？小孩子做没啥，但老家伙做就太下作了。而且叶苍现在穿的是紧身衣和半裤，不是后来那种更加性感的裙装，也没有裙子可以掀啊。对了，还有一种经典的小男孩欺负小女孩的行为。宇智波优笑了，尽管隔着面具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恶趣味的情绪却还是传递出去了。叶苍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寒，随即他就看到了宇智波优冲他来了，这是被自己的攻击激怒，因此发动反击吗？叶苍心中的恐惧大盛，但骄傲的性格让他没有表现出任何退缩，反而摸出来一把苦无，捅向了宇智波优的腰眼。虽然叶苍的动作不慢，但他的反应速度就是正常的上忍，和开启全知星眼神通的宇智波优差太多了。宇智波优轻松地避开攻击，绕到叶苍的背后，伸手抓住了他的马尾辫，然后狠狠地一拽，头皮撕裂般的疼痛让叶苍发出了一声闷哼，紧接着高马尾辫子被更大力的拖拽，少女被大力的抡了起来。急速的旋转让少女感到强烈的头皮疼痛和猛烈的晕眩，视野更是在高速旋转中一片模糊。不等她适应这种高速旋转，就感觉到头皮突然一松，整个人就打着转飞了出去。隐约间，她看到了自己的长发正在空中飘散，她也听到了低沉且带有磁性的嗓音在说：“不安分的小丫头，就该受点教训。”然后叶苍就被摔得七荤八素，翻滚了好几圈才控制住身体，站起来就觉得头上的分量不对，伸手一摸，果然是马尾便被割断了大半，只剩下短短的一小节。他没有像20年后的木叶村小女孩那样生气，反而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幸亏对方没有杀心，否则那道切断自己马尾辫的锋刃，只要稍微挪动40厘米就能切断自己的脖子。但下一瞬间，叶苍和所有的杀隐忍者都发现一道高耸入云的火墙向他们扑了过来。宇智波优2次拆解凝聚中的灼盾火球，结合后的仙术查克拉数量非常庞大。因为查克拉来自叶苍，宇智波优对于这股力量的掌控力很差，不能像自己的力量一样掌握和操控，于是趁着将叶苍甩出去，双手合十发动了2个仙术：仙法火盾，举火燎原；仙法风盾，暴击流。火是沿着地面均匀扩散的，风是从天而降，向四面八方扩散的，两者结合就形成了一道环形的高达40米的烽火巨墙。风暴在卷起满地的黄沙，形成火焰沙尘暴，扑向周围的所有杀隐忍者。杀隐忍者们就像未来的忍者联军忍者一样被吓坏了，但他们又和20年后的后辈不同，没有人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而是根据各自的能力做出了最恰当的反应。有人速度够快，转身就跑，有人擅长忍术结印对抗，但大部分忍者还是向下挖掘，钻入沙子中躲避攻击。和忍者联军不同，杀隐忍者中没有一个合格的水遁忍者，没有能够再现针锋相对的忍术对抗大场面。当火焰冲击到上千米的距离后，一道龙卷狂风从杀隐村方向吹来，在环形火焰沙尘暴上撕开了一道大大的缺口。这是擅长风遁的影级忍者施展的风龙卷，真正的高手来支援了。随着风龙卷暴起，
不远处又出现一道旋转的查克拉潮汐，将查克拉生生吸取压制，毁灭了一段火焰沙尘暴。宇智波鼬的血轮眼很敏锐，借助火焰的照耀，他看到施展这种术的竟然不是忍者，而是由3个傀儡推动的。看起来这就是后来千代的招牌傀儡术三宝西溃的原型，但操纵3个傀儡的傀儡师却是个瘦高的男性，不是宇智波鼬记忆中的千代。紧接着，一个又一个强力忍术或傀儡术爆发出来，火焰沙尘暴竟然被硬生生打开了一个宽大的缺口，6位忍者和14具傀儡在火光中走了进来。宇智波鼬不由得感慨，3战时代的沙银忍者素质真是了不起，他们的反应速度快得出奇。这几位忍者甚至不需要球员的忍者告知，就能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并立刻付诸实践。宇智波鼬看向远处隐隐约约的沙隐村，那高高的崖壁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笼罩着整个沙隐村的巨大龙卷风。龙卷风拥有极度宽大的风柱，高度却相当一般，风速也就7到8级的样子。对于常年遭遇沙尘暴的沙隐村来说，这样的风暴根本没有实质性的破坏力，却能够像吸尘器一样将宇智波鼬播撒的恶臭尘埃都吸走。面对突发的变故，沙隐村的应对水平比木叶村高明很多。这不是说木叶村的忍者水平不如沙隐村，而是木叶村权力架构更稳固，3代火影和志村团藏塑造的权威更重，导致绝大部分忍者没有自主权，只能听命行事。当然，齐木硕茂自杀的后续影响不可忽视，堂堂上忍班班长为了同伴的生命放弃任务，就能被活活骂死，那谁敢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放弃自己当前的任务去拯救其他村民呢？不就是臭了点吗？又不会死。沙隐村这样的积极主动行动，能够抓住一闪而逝的战机，能够做出最及时的反应，但话都是能反过来说的，这样的沙隐村在战争中很容易出现另出多门的现象，甚至是不听风影的指挥，各行其事。别看现在这些老家伙选出了风影候选人，但一个被选出来的风影真的能够约束他们这些大佬吗？毕竟这些选风影的大佬只有6个人，而不是60人甚至600人，风影没有闪转腾挪的余地。这还都是后话，对宇智波鼬来说，现在的沙隐村实在是险恶之地。他的计划原本就没有战斗需要，就是很纯粹的想要放个烟花就跑路，就算是过程中不幸被人堵住，也就是和叶苍、罗莎这样年轻的影级忍者照个面。谁知道三轮雅士那边出了问题，跑路计划失败，他又被会飞的罗莎追上，只能站出来打一场。谁知道才压住了叶苍，还不知道有没有威慑到罗莎，让他不敢追，沙隐村的老家伙们就围上来了，动作实在是太快了。为什么会这样？小的还没有打趴下，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求援呢，老家伙们怎么就抢先一步主动跳了出来？这实在是很没有道理。就在宇智波鼬惊疑不定的时候，沙隐村的老家伙们也都惊呆了。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资格竞争风影的精英上忍叶苍被人击败了，战斗过程表现得像大人欺负孩子一样，他们中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么轻松的。而且叶苍并没有轻敌，他用了血祭限界灼盾，但危险无比的灼盾火球却被敌人随手拍灭，这种情况超出了老家伙们的认知范围。这可是忍术中的血祭限界，号称触碰就会变成干尸的灼盾火球，怎么就能被人一拍就散了呢？而且别说是灼盾火球，就是普通的火盾火球，什么时候能被忍者用手拍散了？忍术这么好对付的话，忍者凭什么将武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就凭借半尺长的苦无？只能是面具男的实力超乎想象，他一定是个恐怖的老怪物。这些打过2次战争的沙隐忍者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忍界中究竟是谁能够无视忍术？他们首先想到了最强之盾云影的3代雷影，然后他们几乎同时想到了一个令人惊悚的名号——忍界修罗。对，据说宇智波斑能做到无视忍术，全然无视上千忍者的围攻，并且一个人全灭了所有的忍者。他们为什么会同时想到这个答案？那当然是因为当初围攻宇智波斑的上千忍者就是他们沙隐村的前辈。这个面具男尽管也很强，但他和当初的宇智波斑肯定是不能比的，他没有那种让人看到第一眼就联想到死亡的威势。奇怪的是，他全身上下都没有散发出查克拉的波动，就算是发动了那种可怕的火焰的术，感受到的查克拉波动却是叶苍的气息。如此奇怪的现象让所有老家伙都表现得非常慎重，但有一个不包头的老头没法慎重，他冲在所有人的前面，愤怒地质问道：海野龟府，你把我的儿子怎么样了？这就是海老藏，他是怎么认出来自己儿子在里面的？宇智波鼬借用不解的情绪反问道：海野龟府，他是谁？海老藏伸手举起一个不起眼的水晶珠，这里比小米大不了多少的珠子，此时隐隐发光，散发着相当强烈的查克拉波动。这是我给儿子海野龟府用来证明身份的傀儡珠，平时藏在他的指甲缝中，方便他执行任务时证明自己，也方便我从血肉模糊的战场上找他的尸体。可刚才这个珠子从天上掉下来了，傀儡师还有这种东西，长知识了。我就说叶苍和罗莎都没躺吗？老东西们怎么就蹦出来了？原来如此，原来他叫海野龟府，原来他是你儿子。哼，你笑什么？你把我儿子怎么了？宇智波鼬找到了老怪物的感觉，笑声渐渐变态起来。结，当然是杀了。我刚刚给他安排了一个绚烂的葬礼，你应该看到了，不可能看不到的，对吧？海老藏一怔，随即就明白了。他瞠目列字，身边唰的出现了6具傀儡，就要冲上来和宇智波鼬拼命。但一只并不粗壮的手抓住了海老藏的肩膀，阻止了他的冲刺。弟弟，不要冲动。姐姐，他杀了海野龟府，他杀了我儿子。那也不能冲动，我失去了儿子、儿媳、孙子，刚刚又失去了侄子，你不能去送死，要杀也是我们一起围攻他。上架爆发，趁着千代压制海老藏，穿着一身便服的沙银老忍者站出来一步，他用审慎的目光盯着宇智波鼬，小心地问道：你是谁？为什么要杀害我沙隐村的忍者？宇智波鼬挺着狂笑：
你们可以叫我自然仙人。至于为什么杀人，他们跑到我家来杀我，本仙人自然就要杀他们。真是的，好好的家全都毁了，害得我只能去找新家。所有人都是一愣，这杀人的理由实在是太正当了。但海野龟府他是上忍傀儡师，不是没脑子的笨蛋莽夫，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冲进一个怪物的家呢？海老藏恨声道：“你杀了我儿子，我一定要杀了你！”姐，有意思，你要杀本仙人啊？来啊，你的傀儡看起真不错，比你儿子玩具好很多呢，说不定能让我玩得爽呢。糟糕，会不会演过头了？海老藏的傀儡一看就很吊啊。宇智波优回应的话语充满让人别扭的疯狂和扭曲，他的声音更是从沙哑磁性变成了尖锐磕巴，就像是一条巨大的蜈蚣在人的后脑勺游走，发出卡卡拉拉的关节摩擦声。沙银忍者听得人人皱眉，海老藏更是被刺激的面容扭曲狰狞，但此时宇智波优却是非常开心，差点暴露出自己的真实声线。三轮雅式的逆通灵呼唤来了，终于来了，真是太好了！只要现在消失，本大爷的扮演就能不落破绽。傻瓜沙银忍者，还有其他忍村的间谍，去吧，去调查自然仙人的存在吧。姐。宇智波优突然一转头，做出凝神倾听的动作。片刻后，他用无比遗憾的口气说道：“真是的，竟然在这个时候。很遗憾，今天本仙人有事要忙，不能陪你们玩了。”逆通灵开始发动了，宇智波优竭力控制着查克拉的散意，用充满变态杀意的眼睛盯住海老藏。“你叫海老藏是吧？你说要杀了我吧？很好，非常好，我记住你了。”他的身体渐渐透明，这次来不及了，下次吧，下次一定杀了你。沙银忍者都意识到出现了新的变故，这个蒙面的怪物要逃走了。门左卫门第一个反应过来，也不见他有什么肢体动作，从他宽大的袍子和袖子中跳出来10具形态各异的傀儡，还没有落地就打开发射口，发射出难以计数的铅本，将宇智波优彻底笼罩在阴影中。无数湛蓝色的铅本穿过宇智波优的身体，却没有击中任何实体，他的身体已经彻底消失，但他的声音还在回荡：“我会给你一个更加绚烂的葬礼，不用谢我，姐。”眼见门左卫门的攻击无效，沙银忍者就没有继续尝试攻击，他们聚在一起讨论起来。这是时空间忍术，应该是，但没有查克拉的波动。关键的问题是，他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没有查克拉的波动，就不是忍术，也不会是封印术，难道是自然能量？门左卫门大人，你有记录下来吗？门左卫门拿出一叠特制的符纸，上面红色的符文正在缓缓扭曲，颜色不断加深。等到红色的符文完全变成血红色，彻底的定型之后，他分给了在场的长老们一人一张，又给了叶苍和罗莎一人一张。凭借这个封印符去调查这个自然仙人的情报，首先确认他使用的是不是自然能量。是。门左卫门看向其他人，解释道：“剩下的我自己留下做研究，难得得到了可能是自然能量的标本，我得好好想想怎么利用到傀儡上。”没有人表示反对。见众人同意，门左卫门收起傀儡，自顾自地回去了，对于接下来要做什么毫不关心，只是他一边走一边咳嗽，显然他的身体状态不太好。等到这个闲散无权的最强傀儡师走远，其他人再次围在一起，开始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做。穿着一身便服的老者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询问道：“现在的问题是，即将发动的战争怎么办？”千代低头不语，海老藏咬牙切齿，显然这一对姐弟不想发表意见。另一个穿着沙漠白罩衫的大胡子老头轻笑：“上村一时收起你那套贵族的话术，都20年了，还想拉着千代姐弟给你撑场子啊？”上村一时不屑地说道：“川烈，你又在胡扯了，我才没有站在贵族这边，我首先是忍者，其次是傀儡师，最后才是贵族。”大胡子川力嘎嘎怪笑，都听到了吧？贵族这边不经意间的话，才代表着最基本的立场。上村一时顿时气结，你随后便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后是标准忍者装的老年忍者制止了所有人的争吵。他的名字叫做世家昌吾，贵族出身的忍者，却以吃苦耐劳作战勇猛著称，深受平民与贵族的共同尊敬。即便在3代封印时代，这位被风沙烈日磨砺出来的忍者，也是弥合双方争端的重要人物。世家昌吾面容粗粝，几乎没有什么表情，他摸了摸黑色短须，开口说道：“我来总结大家的意见，同意的什么都不用说，不同意的就打断我。”见无人反对，世家昌吾继续说道：“战争必须推迟，就以1个月为限。和木叶村联系，看看他们有没有相关情报，这不影响我们的战争准备。反正所有忍者都被禁足，就算是有间谍，他们也不能将情报传出去。这件事反而能够成为掩护我们备战的借口。全力调查这个自然仙人的情报，调查海野龟府的行踪，找到他死亡的地方，以及那个家伙嘴里的家。去调查木叶的自来也，我记得他总是自称蛤蟆仙人，通过他和3大圣地联系，帮助我们调查。如果能找到这个家伙，就可以确认他是针对我们的，动员村子的全部力量围杀他。如果1个月后还找不到他，就证明他真的只是意外和我们发生冲突，那就按照计划向木叶村发动袭击。”其他4个长老同时点头，这不是他们各自最想要的计划，但却是他们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计划。随后也不无遗憾地看了世家昌吾一眼，如果这个家伙能够压制傀儡师就好了，倒真的是最合适的4代封印，完全可以为罗莎的成长争取更多的时间。但傀儡师实在是太骄傲了，他们能接受的封印，要么是比他们强大的傀儡师，要么是能够压制傀儡师的忍者。偏偏傀儡师真有嚣张的资本。作为忍者中的精英群体，沙隐村有1/10的忍者是傀儡师，但他们的等级集中于中忍和上忍，其中上忍级别的傀儡师更是占有总数的1/3，全都是能操作3个以上傀儡的大师。每一位上忍傀儡师的战力都可以视作完整的上忍小队。更高等级的6位长老中，3位都是傀儡师，
他们的战力更是占有绝对的优势。不得不说，自从2代风影开创傀儡师后，傀儡师就成为了杀影村最大的势力，以至于在挑选风影的人选时，首先要考虑的条件就是能不能压住傀儡师。就像叶苍和罗莎，他们两个能够成为4代风影的候选人，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克制傀儡的血迹限界。原本千代长老的儿子才是更适合的4代风影人选，他的父亲是正经风之都的贵族，自己是最强的第3代傀儡师，同时获得了平民、贵族、傀儡师3个群体的认可。可惜这个前途无限的傀儡师被木叶白牙杀死，这才有了4代风影之争。南海某个无人岛，三轮雅士依然是满身黄沙的狼狈样子，他吐着舌头向宇智波优问道：“怎么样，本喵没有让你失望吧？”“当然没有。”宇智波优心疼地抱起埋汰的梨花猫，轻声说道：“三轮雅士从不会让我失望。”他带着三轮雅士去海边清洗了全身的沙子，然后回到帐篷，用温热的淡水做最后的清洗，再用火属自然能量蒸干身体。到了这个时候，他也弄明白三轮雅士出了什么意外，他晕传送了。梨花猫之前通过火焰跳跃、瞬移移动的距离都在几十公里，从堰塞湖到猫城堡数百公里的跳跃，他其实就有了晕眩的感觉。因为症状并不严重，轻微的头晕、恶心、想吐症状，只要仙术查克拉轻轻运转，就能瞬间抚平。于是三轮雅士给忽略过去了。这次从沙隐村跨越距离一下增加到3000公里，晕传送的症状也随之增加了10倍，突破了三轮雅士所能承受的极限。抵达南海的瞬间，他就晕倒在长明灯前，完全无法回应宇智波优的呼唤。当三轮雅士悠悠转醒，他第一时间发动了逆通灵，成功拯救了宇智波优马甲的逼格，没有让他遭到海老藏的攻击，避免了当场被拆穿的情况。享用烤海蟹、煎鱿鱼、椰蓉海参手抓饭，畅饮了清爽的椰子汁，三轮雅士又连吃了3根小鱼干，这才恢复了精神。他饶有兴致地询问了宇智波优，详细了解他应对沙隐村围捕的种种细节，对于宇智波优的临场反应深感佩服。最后，梨花猫感慨地说道：“这么看，你临时编造的自然仙人马甲应该是成功的立起来了。”他歪着脑袋问道：“可是这个马甲有什么用喵？”立下一个人设疯狂扭曲的马甲，是宇智波优是临时起意的结果，他并没有认真想过究竟有什么用。挠了挠头，宇智波优想到了一点，说道：“能够把团藏的注意力吸引到风之国和川之国，这个作用就足够大了。至于将来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还没有想过，当时就是灵机一动，连名字都没有取。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喵？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我们在南海完成捕鱼的任务，然后回木叶村去。”宇智波优意味深长地说道，回到宇智波家族，偷偷的搞事，为了3年后执掌宇智波家族，为了12年后将族长位置丢掉，为了我想要能够自由行走在人界的大自在。大自在真好，我们2个一起努力喵。天亮了，出海去喵。10分钟后，原来三轮雅士不仅晕传送，还晕船啊！哦，不要烦我喵，头疼恶心。哦，大海的浪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喵？有气无力。梨花酱，现在是早上9点32分，潮汐最平稳的时刻，风是微风，海浪是最小的微浪。最小的喵，绝对是想死喵。安排好一应事务，派出搜索小队和去木叶村的信使，5位长老回到沙隐村的风影办公室，关起门来讨论最重要的事情，4代风影的人选。这次的事件对沙隐村是坏事，但换角度看也是非常好的考验机会。我认为4代的人选可以确定下来。你是说叶苍太莽撞了？没错，不做任何的调查和试探，将自己作为试探的手段冲上去战斗，这是战斗队队长的优点，不是风影应有的素质。我最后问一次，真的需要一个谋定后动的风影？毫无疑问，接下来是战争年代，不是和平时代，我们是不可能守在村子里的，而是必须去往前线承担指挥任务。想想看，当你在前线的时候，你背后是一个随时会莽到你前面去的风影，你真的能安心吗？投票吧，这一次就定下来了。最终罗莎得到了5票，她全票通过了。沙隐村的长老们虽然很老，但还没有一个人超过50岁，他们谁也不想缩在沙隐村，于是最能耐得住性子、最稳重的罗莎受到了青睐。3天后，木叶村火影办公室，至村团藏匆匆赶来，向所有高层通告了一个重要情报。水户门岩加重了语气问道：“你是说这个袭击沙隐村的自然仙人，就是袭击根部忍者的神秘人？”团藏点头确认道：“我让大蛇丸检测了沙隐使者送来的封印符，确定里面封存的就是自然能量，而且和我们之前收集到的自然能量非常相似。同样是在忍村上空，用自然能量将杀死的忍者尸体变成烟花的恶劣行径，完全没有查克拉波动的奇特状态。忍界不可能同时有2个人具有3个相同的特性，所以一定是他。猿飞日斩最近有些疲惫，忍界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只有彻夜工作才能让他感受到心安。此时听到这个情报和判断，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开口问道：“这个神秘人相隔不久袭击了我们和沙隐村，大家觉得他究竟想要干什么？”这问题没法回答，突然冒出来的神秘人情报少得可怜，连袭击的起因都不能掌握的情况下，如何判断他的目的呢？团藏直言不讳地说道：“这是没法回答的问题，我需要先去沙隐村一趟，将最详细的情报带回来，然后才能做出有效的判断。”猿飞日斩一愣，他听出了团藏话里的意思，但他并不想让团藏离开。获取情报这种事，应该不需要你亲自跑一趟，随便派哪个上忍去一趟就是了。团藏摇头道：“沙隐村的信使说，这个神秘人杀了海野龟府，还轻松压制了叶苍和罗莎为首的上百名沙隐忍者。如果他真的是针对我们和沙隐村的话，上忍是不可能保证情报安全的。再说了，派去一位上忍，沙隐村的那些老混蛋一定会刁难，不知道会多耽误事，我去才能放心。”4个人讨论了一会，
最终还是同意了志村团藏的提议。但团藏身为木叶情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随时随地有无数的工作安排和情报汇聚到身边，他必须做到妥善的安排，不可能做到说走就走。众所周知，而穿越者才知，冷酷的独眼龙工作能力其实很一般，他很快陷入了焦头烂额的赶工而不可自拔。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志村团藏来不及和他的参谋人员仔细商量，因此做出了不少现在看没有问题，但未来却会要命的安排。大海上，三轮雅士吐了整整2天，终于适应了大海的环境。今天海面上的浪高达到了3米，甚至会叠加出现高达5米的波峰，浪头上的雪白浪花很大，而且会被大风直接吹飞，就像一丛丛的芦苇花。宇智波优驾驭的小船上下翻滚，甚至能将船板上的东西都高高抛起，但忍者和猫仙人都稳稳地站在甲板上，聚精会神地盯着不远处一群小小的浮标。今天凌晨，宇智波优发现了其余的踪迹，于是他就将事先捕捞的小鱼拿出来，将其中一部分切碎丢进大海，剩下的则用鱼钩穿过背鳍后放入大海。这就是捕猎旗鱼的诱饵，只不过作用不是将旗鱼钓起来，而是用浮标标记旗鱼的位置，方便忍者追踪。不是不想钓鱼，而是没有能够承受旗鱼撕咬和拖拽的鱼线。如果换成更粗更坚固的绳子或钢丝，诱饵鱼就无法承受，会被旗鱼发现异常而放弃捕食。有时候旗鱼看到粗绳子会被惊吓，受惊的旗鱼则会本能地开始逃跑，一口气远洋千里都不在话下。让忍者在海上追逐目标上千里，就算是雾隐村的忍者也不会这么干。忍者终究不是适合在海洋纵横的职业。只是宇智波优没有想到，诱饵鱼投放下去没有多久，海上就狂风大作，海面也随之兴起大浪，许多诱饵鱼在大浪中被撕裂了背鳍，幸运地恢复了自由。三轮雅士适应了大海的颠簸，但他对于疯狂的大浪无法适应，担心地问道：哟，这么大的风浪，旗鱼真的还会咬钩吗？宇智波优稳稳地把控住船舵，大声地回答道：我询问过相关情报，旗鱼在大浪中也是会捕食的，它会咬钩的，应该会吧。喵！浮标被拖下去了，1个、5个、10个，全都被拖下去了。喵！旗鱼真的咬钩了。又花了10几分钟，宇智波优才在重重大浪中确认，咬钩的确实是旗鱼。但大浪狂涛的大海不可侵入，宇智波优几次尝试下海追逐旗鱼，却发现自己在海面上面对3米的大浪，只能勉强站立，根本无法奔跑。而潜入海面下避开海浪的影响，他的速度能被旗鱼甩18处条街，根本不可能追得上。最终，他也只能回到小船上，驾驭着小船追踪旗鱼的痕迹，等待大海上的狂风和浪涛平息下来，再尝试下海猎杀。几个小时后，大海恢复了风平浪静的样子，即便距离几公里，10几个凑在一起的浮标也是清晰可见，追逐的难度大大下降。此时，旗鱼只能通过潜入深海，将浮标拖下去，才能摆脱宇智波优的视线。可深潜不是旗鱼的强项，一方面10几个浮标的浮力是很大的阻碍，另一方面越深的海水含氧量就越低。对于鱼鳃极小的旗鱼来说，50米以下都算是呼吸困难的深度，它绝不会在这个深度长待。追逐持续了3个多小时，直到下午的时候，旗鱼的体力开始下降，这才被宇智波优接近到了300米。他不由得感慨道：难怪这个任务没有忍者愿意接，如果不是迎头撞上，而是像我们这么追逐，效率也实在是太低了。三轮雅士不解地问道：要是这样的话，奖金不是应该很高才对吗？问题就在这，只要运气好，相遇时接近到足够近的距离，捕捉的难度可一点都不高，哪怕是普通人也能捉到。宇智波优抄起备用的船桨，笑着说道：你看看我打听到的捕捉方法，究竟会不会像形容的那样简单？他跳下小船，踩着水跑过去，对准刚刚发觉危险准备下潜的旗鱼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只听咚的一声脆响，旗鱼就无力地漂浮了上来。对，就是这么简单。常年的高速游泳让旗鱼的身体结构优先于流线结构，因此脑袋上有致命的缺陷，只要用木棍从上向下用力一敲，整条鱼就会短暂失去知觉，它也就死了。不是敲死的，而是昏迷后不能游泳，这种鳃很小的鱼会很快缺氧而死。听到宇智波优的解释，三轮雅士看着被搬到船上的旗鱼，不由得发愁道：任务要的是新鲜旗鱼，我们现在回去要2天吧，船上没有携带冰块，你我也不会冰炖，这条鱼会烂掉的，怎么办？喵！很简单，让它不要死就好了。宇智波优没有解释，而是动手将旗鱼五花大绑，然后紧紧地固定在小船的一侧，让旗鱼的脑袋和船头方向保持一致。紧接着，他就开始用风与火的忍术，在水面上制造出强大的冲击力，推动小船飞一样的狂奔，或者说疯狂的跳跃前进。旗鱼的嘴巴天生不能完全合拢，在小船高速的带动下，大量的海水灌入并排的旗鱼嘴巴，然后透过鳃部流出，有效地保证了供氧。尽管被绑在蹦蹦跳跳的小船一侧，旗鱼是有一下没一下的被动灌水，但它终究是好好的活了下来，保持了一身金龟肉的新鲜。狸花猫现在已经彻底的摆脱了晕船的痛苦，反而喜欢上了这种高速下的刺激和颠簸。宇智波优用风盾和火盾推动的高速，让狸花猫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它紧紧抱住小船上的固定板，嘴里却大喊着：喵喵喵，快点，再快点！经过6个小时的疯狂航行，宇智波优走完了2天的航程，回到了川之都的港口，但港内已经满了，必须排队几个小时才能进入。好在此时已经可以购买到冰块了，也不用担心其余在这段时间臭掉。没有了速度，三轮雅士就感觉无聊，他在船上四处巡逻。就在巡视船侧时，他发现其余尖尖的嘴巴上挂着个长条的玩意，还在卷来卷去的扭动。被提醒的宇智波优赶紧过去查看，顿时惊喜道：是海鳗鱼，意外收获呀！倒霉的鳗鱼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穿到了其余的尖嘴上，居然没死，且活力满满的挣扎。宇智波优立刻上前将它捕获。海鳗鱼，这可是好东西，
正好趁着现在排队无聊，把他给安排了。去头剔骨放血剥皮，随着风遁风刃的灵活运用，宇智波优得到了2条晶莹剔透的鳗鱼肉，紧接着就凌空被斩碎成肉蓉。光洁莹润的鳗鱼肉蓉昭示着绝顶的品质，宇智波优不免遗憾道：“哎，手上只有面粉而没有淀粉，只好做初级形态的鱼丸了。”取出随身携带的面粉，加入少许淡水，混合鳗鱼肉蓉，经过大力的揉搓和搅拌，便得到了一份粘稠适当的鳗鱼肉酱。接着调制一份猪肉馅料，用鱼肉酱包裹，捏合后的鱼丸便从虎口间跃出，随即跳入微滚的开水之中固形并煮熟。鳗鱼丸简单到没有任何花哨的食物，鱼肉的鲜味和猪肉的醇香结合，凝聚在鱼肉的汁水和猪肉的油脂混合物中。趁热用勺子切开肉丸，鲜美浓香的肉汁就会爆浆，炸裂出无限的鲜美滋味。这是一个烫到不能直接入口时才能体会到最佳风味的美食。三轮雅士不怕烫，因此尝到了人类尝不到的绝美口感和鲜味，他深深的为之沉醉。好奇怪啊，在木叶村你也做过一次，没有这么好吃的样子。这是理所当然的啊，那时候买到的鳗鱼早就死了，是用冰冻着运送到木叶村的，生猛的鲜味早就损失了大半。如果不是猪肉足够新鲜，弥补了一部分鲜味，差距还会更加大的。三轮雅士吃得酣畅淋漓，但对于猫仙人来说，最遗憾的却是不会因为这种普通美食产生饱腹感。就算是吞下了等身重量的鱼丸，狸花猫都没有任何渡元的感受，他觉得自己还能吃，因此忍不住抱怨起来。好吃是好吃，但只能哄骗嘴巴，没有小鱼干饱腹的幸福感喵。透明小鱼已经是超凡的动物了，海鳗鱼就是普通的鱼，没法比。要是有超凡的鳗鱼就好了，吃得香还能吃得饱到幸福，那才是完美喵。等我们弄好木叶村的事，我们就周游忍界。忍界这么大，既然有地下河的透明小鱼，就一定还有其他的超凡食材。说定了喵。无聊的等待几分钟，三轮雅士突然问道：哟，如果有淀粉的话，你会把鳗鱼制作成什么样的美食喵？宇智波优掰着指头数道：透明的鳗鱼面皮包的馄饨，细腻如发丝的鳗鱼面，用酱腌制后裹上淀粉炸的酥脆鳗鱼块。仅仅是名字和最简单的描述，三轮雅士就陷入了悠然神往的状态。想吃喵。宇智波优的小船在进入港口时，因为购买到了不少的冰块降温，小船侧边帮着的活旗鱼还活着。在港口难得一见的活旗鱼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任务发布人第一时间来到了智波优的船上，当场确认任务完成，并额外给了一笔奖金。了解到是忍术让船速飞快，这才保住了其余的生命，渔民们只能羡慕的摇头，有心的忍者则开始思考自己该怎么做到，毕竟活的旗鱼肯定能卖到更高的价钱。完成任务后，宇智波优将租来的小船划到锚地固定好，完成了归还的手续，这才跳到码头上。三轮雅士跟着他从船头跳到码头上，但在他落地的瞬间，喵呜一声趴在地面起不来了。他又一次感受到了天旋地转，尤其是大地正在左右摇摆。狸花猫慌了，它的四肢和尾巴以极快的速度摆动，却怎么都找不回应有的平衡。别慌，宇智波优紧跟着走了过去，伸手将狸花猫紧紧地按在地面上。他笑着解释道：你这是在船上待得久了，习惯了船板的晃动，对稳定的地面反而不能适应，趴着不要动，很快就会找回几天前的感觉。听到宇智波优的解释，三轮雅士就安心了下来。他闷闷地问道：难道我又是晕了什么喵？猜对了，这叫做晕路。晕船送、晕船、晕路，还有什么是可以晕的？让我晕死算喵？哟，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吗？你保证喵？噗，我保证。好丢脸喵！狸花猫用双爪抱住脑袋，扭来扭去，他不好意思了。和木叶忍之案的对接工作是海老藏负责，因为他就是沙隐村的情报工作最高负责人，和团藏对话时不会浪费时间。不到6个小时，志村团藏就带着所有的情报离开了沙隐村。除了情报，他还带走了一肚子的火，以及满脸的唾沫星子。该死的海老藏是故意拿他撒气，用情报为诱饵，换他憋屈的被诋毁臭骂了整整6个小时。如果不是为了木叶，团藏还是不敢对海老藏下手。沙隐村不容小觑，木叶村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是需要出全力的，能不招惹就不招惹，不然将来他志村团藏当了火影，也是不好处理双边关系的。第3次忍者大战前的志村团藏还没有获得可用的木盾，更没有充沛的写轮眼资源，也没有疯狂到自以为能够镇压忍界，对5大忍村毫不客气，但还是很窝火呀。志村团藏走出沙隐村数百米后，回头看向这个沙漠中的忍村，恨恨地说道：总有一天我会登上火影之位，带领木叶忍者大军攻破沙隐村，到那天我一定把海老藏碎尸万段，以报今日之辱。2个根部忍者面面相觑，他们低头小声地安慰道：辛苦团藏大人了。志村团藏点点头，一切都是为了木叶村，我们走。志村团藏看着沙隐村，沙隐村的围墙上，千代和海老藏也在看他。千代问道：怎么样？海老藏发泄了一通，丧子之痛消解了不少，强笑道：木叶村对我们的准备毫无察觉，战争可以按照计划进行。那个自然仙人的情报有没有进展？我的人找到了龟夫死亡的战场，也找到了一个叫做九森村的村子。九森村被屠了，是我们的忍者干的，所有的忍者也被杀光了，在战场上找到了5具残骸，另外还失踪了4个。哎，海老藏的情绪肉眼可见的低落下去，恨铁不成钢的说道：我不止一次教训他，任何时候都不能节外生枝，他就是觉得我啰嗦，这一次真的是踢到铁板了，结果一次就把命丢掉了。哎，没有找到那个家伙的踪迹，完全没有。这么说，他来沙隐村搞事，真的是海野龟府招惹出来的意外，这就是最好的结果。姐姐，你怎么能这么冷静？蝎和3代一起失踪了，海野龟府也死了，你怎么呢？
千代突然破防了，他厉声质问道：“那你要我怎么样？哭吗？寻死吗？以为我不想死？我满脑子都是些，总是控制不住想象他在受苦。还有海野归府，这孩子死得这么惨，连完整的尸体都没有。弟弟，我们家就剩下你和我2个老家伙了，没有孩子了。我怎么会不想死呢？死了就不会这么痛苦了吧？但是不行啊，谢只是失踪，我相信他没有死，他一定没有死，他一定会回来见我，所以我不能死，我要坚持下去，我必须忙起来，我不能想孩子们的事。对不起，老姐，忙去吧，忙起来心就不那么痛了。我现在能确定这一点。是。志村团葬到了川之国，站在宇智波鼬全灭杀银忍者10人团的战场上，他的身边跟着30多个戴着繁复花纹面具的根部忍者，人群中还混着几个没有戴面具的忍者，这都是根部的高层，包括3代火影的爱徒大蛇丸。他此时兴高采烈地指挥根部忍者刮取各种各样的样本。沙隐村外的那片战场，志村团藏和大蛇丸都去看了，但是他们是被上百个沙隐忍者围着看的，太多细节都看不清楚。他们也不愿意当着沙隐忍者的面仔细看，免得泄露不该泄露的情报，只能跑到川之国的战场展开调查。在这个中立的国度，根部能够调集足够的人手进行挖地3尺的调查。相对于大蛇丸颇有收获的兴高采烈，志村团藏的脸色却相当阴沉。这里的战场痕迹太夸张了，在他的印象里，只有猿飞日斩的5盾组合忍术才能达到这么大的破坏效果。也就是说，在忍界他志村团藏打不过的敌人又多了一个。其实没有这么夸张，宇智波鼬暂时是在近身战斗和大规模忍术上更强，真的和志村团藏发生殊死搏斗，优势还没有压倒性的优势。近战时，他需要顾虑团藏可能完成的李4项封印术，那可是能够毁灭一座大桥的绝对封印术。封印展开时的表现简直像是黑洞。狗头，宇智波鼬更为震撼人心的术法还未成熟，实战中需要不断的时间酝酿，在远程对轰的时候，他需要顾虑被团藏的真空封盾取得先手。狗头2，总之，宇智波鼬还不能100%的打死团藏，团藏的担心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过头了。过了很久很久，从天亮到天黑，从天黑到下一个黎明，根部忍者不仅仅是在战场上搜索，还有更多的忍者来来去去。根部忍者们在附近很大的范围内进行广泛的搜索，并不断将相关的情报汇总过来。终于，大蛇丸心满意足地结束了调查，来到了志村团藏的身边。他用沙哑的嗓音说道：“结束了，这里的线索我已尽在掌握，没什么可看的了。”志村团藏摇了摇头：“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大蛇丸有些发愣，他看了看山谷，整个地面都被刮去了半尺，不可能会有什么情报遗留。志村团藏并没有回答，而是故作深沉地问道：“都有什么情报是可以确定的？”对于志村团藏的表演，大蛇丸毫不在意。大蛇丸太聪明了，10几岁就看透了志村团藏的本质，他又不在乎自己的面子，愿意顺着团藏的脾气配合，这样就能给自己争取最大的实际利益。他笑着报告了自己的结论：“思思，不说你知道的情报，这里发生了一次异常的战斗，焚烧整片山谷的术是自然能量推动的，不是仙术查克拉，是纯粹的自然能量。”大蛇丸兴奋地说道：“忍界又多了一个仙术流派，真是太让人兴奋了，真想和这个人面对面的谈一谈。”志村团藏冷哼一声，然后说道：“能确认就好，跟我走吧，我的人发现了一个很值得怀疑的事情。”“哦，是什么情况？需要你我一起去确认？”东北方向大约400公里的山谷中，忍者们发现了猫城堡的据点。忍猫一族？对，那的确是需要你我一起去看看。忍猫一族和宇智波一族的契约保密度极高，宇智波富岳和猫婆婆做生意都转好几道弯，成功做到了在忍界无人知晓。但这个秘密并不是绝对的。其实从2代火影开始，火影一系的高层都知道了，这其中就包括志村团藏和木叶3人。这不是族长宇智波富岳的错，那是20年前的宇智波家族出了一个心怀木叶村大局的宇智波。不论什么时候，出自高层的内鬼都是防不胜防的存在。在这么关键的事发地附近，竟然有忍猫一族的据点，岂不是说宇智波家族可能牵涉其中？而且最近在通灵兽家族之间有传言，说是忍猫一族出了仙人，大蛇丸和志村团藏自然是有所耳闻。此时也不约而同想到一个可能，自称自然仙人的神秘人会不会是忍猫一族的仙人呢？如果是，问题就真的闹大了。鉴于这个最糟糕的可能，志村团藏和大蛇丸必须亲自去一趟，想方设法搞清楚猫城堡和这次的事件是不是有关系。火之国、木叶村、宇智波家族。就在昨晚，大约是志村团藏和大蛇丸在川之国忙碌的时候，宇智波家族也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宇智波家族资格最老的成员，战国时代的上人宇智波信隐提出，建立一个年轻人的忍术和战术学习会，以加强家族年轻一代的见识和实力，应对即将爆发的战争。这个提议没有人反对，但在谁来负责这个学习会这件事上，宇智波们争论的极其激烈。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激烈，因为宇智波信隐突然表现得无比固执，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宇智波鼬才能做好这件事，其他人都不行。宇智波信隐只是足够老而已，他淡出权力中心已经太久了，按理说他的固执会被诸位长老无视。以前他们都是自顾自地将这老头撇在一边，几个人在一起讨论后就把事情确定了，对于所谓的最老资格宇智波的态度就是完全无视。但今天信隐老头用行动告诉所有人，那只是他不在乎而已，当他非常在乎且坚持的时候，他就是根本不能忽视的存在。宇智波信隐没有尝试说服，他只是把所有的长老都打了。对，当着所有三勾玉血轮眼的宇智波面，他不但打了所有的长老，还张口就是臭小子翅膀硬了，不听话了，闭口则说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你说的就是屁话。宇智波家的掌权者们被打急眼了，暴怒之下使出了全力反抗，
依然被信银老头轻易镇压，充分展示了影级以上的战斗力。他用硬实力告诉所有人，你大爷终究是你大爷。其实老头心里也是乐开了花，没想到能在垂暮之年，自己还能焕发生机，重新感受到力量和活力，拳拳到肉的感觉真是太爽了。小鱼干可真是好东西，就是数量太少了。昨天宇智波鼬偷偷摸摸地找到了他，表达了他设计的行动计划，轻而易举地说服他帮助实施计划。他唯一担心的地方是宇智波鼬才18岁，3年之内推倒宇智波富岳，是不是太心急了？宇智波鼬笑着问道：大爷，您难道信不过我，不肯帮我？宇智波信隐立刻表态道：胡说，老头子我把东西都交给了你，肯定是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能帮的自然会帮到底。但我是担心你发动的太早，而且我现在这个样子，在家族里也没有什么权利，我担心提议建立学习会成了，可负责人不是你啊。您既然相信我，那就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和我的实力。你小子，难道……不，我还没有觉醒万花筒，咱们家族也只有富岳族长有可能觉醒了，没有万花筒写轮眼，你怎么压服全族？如果富岳已经觉醒了万花筒，你又怎么可能逼他下台？优啊，你是不是不清楚万花筒写轮眼的力量？我知道的，真的知道须佐之力吗？你真的知道？但我有信心，现在可能不行，但3年之内一定没有问题。好，我宇智波家族的领头人就应该有这样的气魄。老头子相信你，3年之内一定能够觉醒万花筒。啊，我的意思不是靠写轮眼也能。算了，万花筒写轮眼也不是不能做到的。我听你的意思是暂时还不想做得太扎眼。是的，我现在的实力很强，但不是压倒性的强大，不足以摄服人心。为了保存家族的元气，我需要时间成长，包括我自己的实力，也包括我在家族内的声望。所以学习会的事情非常重要，拜托您了。宇智波信银很快就想明白了，也接受了宇智波鼬的计划。现在的他确实是太年轻，不适合一下子站到最前台。而且学习会这种将家族内部年轻人组织起来的方式，也非常适合宇智波鼬积累人心和威望。他举起自己的右手，那只手的皮肤松弛满是沟壑，举起来之后就控制不住的颤抖，显得那样苍老和无力。唉，我只能尽力，却无法保证最后的结果呀。没关系，我这次出去有了意外的收获。宇智波鼬摸出来一根小鱼干，觉得不妥，就掰下其中1/4，递给了宇智波信隐。信隐大爷尝一尝，这是我获得的奇妙之物，您会喜欢的。宇智波信隐太老了，他的肠胃早就不适合吃油炸食物了。但小鱼干那喷香的油香和奇异的鲜香太诱人，只是轻轻一闻就让老头的唾液腺复活，干涸的嘴巴里洪水泛滥，肚子更是发出了咕噜噜的声音。宇智波信隐感觉到了饥饿，这让他无比的惊奇。人老了，各种感受都会衰退，这其中就包括饥饿感。信隐已经很多年没有感受到饥饿了，错过一顿饭带给他的不是食欲，而只是虚弱。就算是宇智波鼬制作的豆腐、药膳，也只能在吃到肚子里后带来饱腹感和健忘的精神，吃之前也是没有办法激起他的食欲。仅仅是闻一闻就有激活身体功能的神效，宇智波信隐如何不知道？这个明显是面粉炸出来的零食，绝对是好东西。他不再犹豫，直接就将小鱼干送进嘴里，用仅存的几颗牙齿咀嚼起来。晃动的牙齿对付酥脆的小鱼干，宇智波信隐疼得眼角直跳，但他完全无视了疼痛，用最大的力量咀嚼，很快就吞咽了下去。然后他的眼睛睁大了，瞳孔失去了焦距，肚子里发出了叽里咕噜的长鸣，身体表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层厚厚的死皮，很快这些死皮就白化皲裂翘起，要多惨就有多惨。但在宇智波鼬的眼中，信隐老头的气息从细弱悬丝迅速的粗壮起来，很快就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烈焰，强壮且充满活性。伴随着皮肤上的死皮开始脱落，宇智波信隐的长鸣也越来越大，简直就像是在打鼓一样。他的眼神恢复了灵动，传递出了极其强烈的痛苦信号。理解到那是3级的痛苦，宇智波鼬识趣的告辞离开。该谈的事情都已经谈完了，剩下的等明天做最后的确认就好了，不用非在止水家里看着老头出丑。再待下去，老头羞恼之下绝对会打人。被老头打他当然不怕，但万一把老头气出个好歹来，那就大大的不妙了。第二天清晨，宇智波鼬刚刚起床，宇智波信隐就拽着止水上门了。一进门，他就对着宇智波鼬吹出一口气，普普通通的一口气，略带着陈茶的味道。但宇智波鼬却是开怀大笑，效果好的出人意料啊！老头也是大笑，好，真好，好极了。之前宇智波信隐口中总是带有臭味，那不是口臭，而是发自肺腑的一口浊气。这浊气沾染着内脏腐朽的味道，十分的熏人。这是老人的生命走到最后阶段，身体从内部开始坏死的外显特征，是任何医疗忍术都无法改变的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但现在代表浊气的恶臭没有了，这说明老头的内脏不再腐朽，恢复了健康。宇智波信隐得意地举起手，稳稳地弹了弹嘴里的牙齿，敲击出清脆的金属声，同时展现了手指的稳定和牙齿的坚固。老头子昨晚上受了不少罪，体重都轻了12斤，但这苦吃的值啊，这身体至少年轻了20岁。小子，我觉得自己能看到你成为族长，把宇智波家族带出错误的道路，重回荣耀的那一天了。宇智波又问道：信隐大爷，你觉得自己还能再吃一次小鱼干吗？宇智波信隐闻言赶紧摆手道：不行了，这玩意洗嘴伐毛的效果太强，这一次坚持住很轻松，但我太老了，不可避免伤害大多数是无法恢复，再来一次老头子就死定了。尽管只能吃这一次，但我绝对能多活10年，而且能活得很舒服，足够了。人必须要知足，不然神明都要嫉妒了。但是你要是有多的，就分给止水一些吧，钱什么的我也没有了，
但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会全力支持你的所有决定。宇智波优道：止水弟弟的那一份我准备好了，您不用担心。未来只要我还有，就不会缺了他的那一份。毕竟宇智波止水可是我选的白手套，只要不超过我，他的实力是越强越好，活的时间越长越好。不管宇智波优怎样迫切的想要专心修仙，不论怎样的淡泊名利，修仙者是绕不过法财履地四要的。在此之前，宇智波优觉得自己除了道侣什么都没有，法不明，地不全，钱难挣，需要努力追求的太多了。但不得不说，宇智波优的运气不错，他钓鱼忽悠，从宇智波止水背后调出来个宇智波信影，得到了富可敌村的宇智波复兴基金，不再缺钱。他救治忍猫，通过三轮雅士传授仙道，和忍猫一族建立了稳固的关系，将猫城堡变成自己的一窟。他筑基期突破，竟然顿悟，融入天地间，窥见未来的道路，得到了自己修行的法度。对了，还得到了地下河透明小鱼，配置出第一种超凡食材。出去跑了一圈，宇智波优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实力有了新的定位，更是完善了自身的财法履历。他还通过透明小鱼确认忍界存在所谓的天才地宝。小鱼干的神奇效果对修行的促进作用，让宇智波优明白，相比对于流通的钱，透明小鱼才是真正的财。未来他想要专心的修仙，他需要花时间周游忍界，寻找各种各样的天才地宝。他不可能也不愿意长时间担任宇智波的族长，但收集天才地宝需要人手，像透明小鱼这样的宝物更是需要长期的人力投入。他又需要一个强大的势力帮助他经营管理全忍界的资源。难怪小说中强大的修仙者都会建立门派，修仙门派又会向下干涉凡人国度，这都是修仙者的硬需求。修仙者的时间何其宝贵，怎能浪费在刚入门的小家伙，甚至凡人都能做的事情上呢？宇智波优对白手套重要性的理解越来越深，他对止水的重视也随之水涨船高。说老实话，现在将地下河透明小鱼交给忍猫一族管着，宇智波优的并不放心。忍猫一族和自己不是同类，除了唯一特殊的三轮雅士，他不觉得自己和忍猫的利益能够长期一致下去。而且让一群猫帮自己看鱼塘，和当年玉帝安排孙悟空看守蟠桃园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如果不是实在没得选，宇智波优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正是这件事上无可奈何的刺激，让宇智波优确定自己必须成为宇智波家族的族长，掌握宇智波家族的最高权力。除了个别的变态，宇智波的族人通常很单纯，非常懂得感恩。只要宇智波优短时间内带领宇智波家族摆脱困境，就算他把族长让给宇智波止水，也能让族人们继续为他效力。从此他躲在幕后，为家族提供武力威慑，保证家族成员的安全，也保证宇智波家族能拥有权力和财力。家族则为他提供人手，经营各种天才地宝的产地，收集和制作他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这才是宇智波优想要的管理模式，只有所有参与者都能得利，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冲突，这个模式才能长久维持下去。作为踏上仙途的修仙者，一切问题都要优先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在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下，宇智波优才能够得到他最想要的悠然且安全的生活，全心全意的修仙。宇智波信影得到了满意的回答，也感受到了宇智波优的真诚，他自然是彻底放心了许多。而且他现在恢复了健康，至少能够活到90岁，能够看着宇智波优初步完成计划，能够看着宇智波止水长大成少年，他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信影老头突然大声地问道：早饭呢？老头子饿狠了，赶紧给我准备早饭，我要吃肉，把你最拿手的早饭都弄出来，我觉得我能吃掉一头牛。吃饱了，本大爷就去傅月小子家，今天晚上就让你成为学习会的会长。一群傻小子当了长老，就对老子爱答不理的，老子说话就当放屁，今天就让他们知道我到底还是他们的叔叔。于是就有了宇智波家族族会上就出现了80多的老头殴打一群40、50的老头的神奇一幕。宇智波信影资格最老，辈分最高，如今拳头又硬，当宇智波傅月不发一言的情况下，他的提议自然全面获得了通过。傅月甚至笑着询问是不是还需要什么支持。宇智波信影毫不客气地提出要求，需要族长的命令，钱和警备部一些年轻忍者的业余时间，最后把8代也调过来看着孩子们。说实话，信影老头的口气很冲，但要求并不夸张，对于宇智波家族的财力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宇智波傅月略一思索，就连连点头，爽快地答应下来，您的思虑非常周到，一切就按照您的要求来。宇智波信影的要求得到了全面的满足，但他大笑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他眼睛里的失望和后悔，几乎要掩饰不住了。老子当初怎么会觉得宇智波傅月可以当族长的呢？宇智波傅月的反应全都被宇智波优猜到了，包括他一开始的不掺和，情况明了后的打圆场，以及顺水推舟的掺沙子。因为心里有宇智波优描述的预言，傅月的行动在信影老头眼里就显得格外愚蠢和墨迹。身为大家族的族长，傅月必须在很多事物上装糊涂。正所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族长绝对不能在所有的细节上都较真，否则很容易激起家族内部的矛盾，搞得上下人心不和，争权夺利，鸡犬不宁。但这只是维持日常和睦的必要手段，并不是说在所有的地方族长都要装糊涂。族长必须要分清哪些事情重要，对于关键的重要的事物，他必须要做到锱铢必较，全权把握才行。宇智波优认为，当前宇智波家族只有3件事需要重视，第一是改善警备部队执法手段，第二就是应对战争，第三是教育好10到18岁的年轻一代忍者。第一件事是宇智波家族的老顽疾了，没有充足的威望是根本动不了的。现在的宇智波傅月同样没有足够的威望推行相关的改革，而且在战争期间最需要的是稳定。所有人都能理解，只有严酷无情的执法，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村子的安全。村民在这段时间也不会说怪话，就是个别人有牢骚，3代火影也会主动帮忙解决这些个别人。
所以这件事暂时不适合解决，必须等到战争结束后，木叶村的环境发生变化，才有可能想办法解决。第二件事非常重要，且已经事到临头。宇智波优肯定作为家族内的小透明，没有资格插手其中，但他向宇智波信影讲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无论是木叶村还是宇智波家族的战争准备，最重要的就是确定战争目标，或者说战争的目的。在木叶村来说，3代火影需要考虑和谁打，打到什么程度后，适时的结束战争。在宇智波家族来说，宇智波富岳需要考虑家族要获得什么样的好处，有了确切的目标之后，再据此考虑该如何去做。宇智波优当时只是一说，但宇智波信影却是脸色难看，因为宇智波家族族会开了不少，但谁也没有说过家族要获得什么集体好处。所有人在讨论的时候，都是畅想着能如何扬名，连宇智波信影自己也没有想过，宇智波家族需要在战争中得到什么。第三件事也很重要，这些孩子都是要在此次战争中上战场的，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传授战斗和战争保命技巧，对于宇智波家族来说非常重要。增加年轻忍者的生存率，就是保护家族元气最重要的举措。对于宇智波优来说，这是获取家族年轻一代的人心，扩大自身影响力和势力的重要入手，甚至关系到推倒宇智波富岳族长位子的关键步骤。他是这么对宇智波信影说的：如果我是富岳族长，就会大力支持学习会，而且还会亲自担任学习会的会长，就算是没有时间亲自去教，但也要常常露面，和所有的年轻忍者混个脸熟。3代火影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好，他隔三差五就去忍者学校演讲火之精神，他能放得下火影的架子，接近学生们，自然就得到了学生们的崇拜，到今天可以说是形成了大事。教育是抓人心的大事，绝对不能假手于他人。然后宇智波优就笑着预测道：可惜咱们的富岳族长没有这个自觉，我猜他想要的是安插个稳重的亲信忍者进去，看着我，免得我闹出什么事情给他添麻烦。但富岳族长要是忽略了的话，我以后就会更加轻松了。所以您到时候就直接提议让8代队长也参与进来，富岳族长绝对会欣然接受的。警备部4位队长中，8代队长是我的老上司，也是最能认同我的想法的人。8代队长进入学习会，比其他人都要有利于我。宇智波信影按照宇智波优的猜测提议，果然得到了富岳心满意足的赞成。看着被人算计到骨髓而不自知的宇智波富岳，看着他心满意足、开心灿烂的笑容，再对比从容淡定、置诸在握的宇智波优，宇智波信影油然生出一个念头，就算是拼上性命，也要帮着优小子上位，尽快把这个外表坚强精明，实则软弱糊涂的族长搞下去。不然，宇智波家族危矣。老头子不是穿越者，也没有预知能力，当然不可能想到宇智波家族的命运正在狂奔向覆灭。他看到的危机恰恰是宇智波优。宇智波家族历来高产强者和疯子，而且这两个群体高度重叠。信影活了80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宇智波优这样的族人。比起宇智波镜、宇智波带土，宇智波优才是真正不像宇智波的家伙。他太聪明，太有自知之明，更是有让老头感到惊骇的智慧。宇智波家族历代就没有这样的人，和他相像的人只有千手飞剑，甚至连性格也极端相似，都是看似温和实则冷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宇智波信影的直觉告诉他，如果宇智波优不能控制宇智波家族，他可能会掉过头来成为宇智波家族最大的威胁。老头的直觉很准。宇智波优作为穿越者，还是个宇智波家族内的顾问，他根本不在乎宇智波家族，但他绝不接受灭族的未来，毕竟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宇智波家族覆灭，作为仅存的几个活口，宇智波优不管有多强，都无法阻止5大忍村和各种组织对他层出不穷的骚扰，除非他钻进深山当野人，彻底切断和人类社会的联系。但追求清静，进入深山潜心修行，和被人逼得藏进深山不敢见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对修仙者的心态影响更是大为不同。前者是享受，后者是死路。宇智波优不在乎自己的姓氏，也对木叶和火之国毫无归属感，他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和修仙。他对于宇智波家族的要求宽容度极大。往好了想，宇智波优希望能够好好的经营宇智波家族，作为自己这个仙人，在忍界的世俗势力成为自己攀登仙道的根基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往最低下限的角度考虑，宇智波优要的只是一大群宇智波好好活着，让他不会成为全忍界忍者的集火目标，能心满意足的安心生活就足够了。如果3代火影想要消灭的是宇智波家族，而不是每一个活着的宇智波族人，宇智波优的计划就是主动摧毁宇智波家族。他会让宇智波家族像千手一族那样支离破碎，甚至主动的放弃宇智波这个姓氏，让这个血脉彻底的融入木叶村。如果3代火影想要消灭的是宇智波血脉，而不是消除宇智波家族这个政治集团的威胁，宇智波优的计划就是撕裂宇智波家族，带领底层的部分族人叛出木叶村。宇智波优不会考虑投靠小忍村，因为宇智波家族的实力太强，哪怕只有一半忍者跑出来，也比云隐村的实力更强大。小忍村实力太弱了，会被宇智波家族反客为主，在一场乱战后沦为宇智波家族的仆从。而宇智波无法获得足够的力量，无法抵御必然到来的木叶村的报复，也无法防止其他4大忍村对宇智波血脉的觊觎，最终宇智波家族就会在持续不断的攻击下四分五裂，彻底消失在忍界。也许宇智波的血脉不会断绝，但宇智波优隐藏自己的目的只能彻底失败。所以叛出木叶村后，宇智波优只能带领族人前往4大忍村中的一家。沙隐村江河日下，未来更是步步走低，自顾不暇，狗都不去。雾隐村内斗惨烈，更被宇智波斑觊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云隐村和岩隐村实力雄厚，人口众多，足以庇护宇智波家族残部。这其中又以岩隐村最适合。血迹限界稀少，擅长忍术为土遁的岩隐村，被宿敌云隐村普及的雷遁完美克制。
2次忍界发展中，炎银忍者在战场上被云银忍者欺负的不要不要的，只能用人数优势和更多的人命为代价，才能击退云隐村的进攻。宇智波家族如果整体加入炎隐村，就等于凭空得到了一支可以独立防御云隐村的忍者部队，土隐大野木做梦都能笑醒。炎隐村东方的兵力得到解放，能集中5倍以上的兵力进攻风之国，必然能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甚至吞并风之国。大野木绝对不会拒绝宇智波家族的投靠。宇智波作为木叶村土地的原始所有人，在木叶村拥有大片的森林、农田和数量极多的训练场，其中南鹤川神社附近的训练场是规模最大，也是最偏僻的训练场。因为在木叶村的边缘，距离宇智波聚居地足有大几公里，没有谁愿意跑这么远来训练，所以除了每年的祭祖活动，这里就是完全荒废的状态。但今天神社训练场人声鼎沸，10岁到18岁的宇智波忍者聚集了上百人，正在闹哄哄地讨论这次聚会，应该是为了战争准备，让家族的上忍做加强训练，提高我们的实力。有道理，说不定还会额外教几个忍术呢。教忍术就夸张了吧？你看集中起来的人中就没有一个是嫡系的，教一教实用的体术和经验就算不错了。是啊，族长他们越来越吝啬了，我们不觉醒血轮眼的话，根本得不到什么忍术的传授。这句话一出，所有人都在叹气，血轮眼要是能够觉醒就好了。族长和长老虽然对我们吝啬，但对觉醒血轮眼的忍者却格外大方，忍术、房子、钱要什么就给什么。是的，在场100多名忍者全都是宇智波家族的下人，没有一个是嫡系的子弟，也没有一个是出名的天才，甚至像宇智波鼬那样的年级第一都没有。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没有觉醒血轮眼，是族长和长老眼中的废材。由于宇智波家族的价值观，他们对自己的定位竟然也是废材，因此言语中多有颓废。最大的期待就是走狗屎运觉醒血轮眼。混在人群中的宇智波鼬忍不住挠头了，这些个弟弟妹妹竟然完全没有斗志，我可真是没有想到。很难搞喵，难搞，必须要给他们树立信心，才能带动他们跟着我的节奏修炼。可这帮弟弟妹妹年纪轻轻的心却都萎了，我要给他们树立信心，就得从速。造3关开始，麻烦。喵，果然是好麻烦。哎，既然决定开始了，就不能怕麻烦。血轮眼暴露就暴露吧，先通过血轮眼的威慑打开心灵缺口，种下暗示的心灵种子，然后小心培育几天。哟，怎么了？你不是说催眠是不道德的，暗示也不能持久有效的吗？没办法啊，我当然觉得我的3观正确，可这里有100多个宇智波，我哪有耐心一个个的说服他们？要是我有落榜画家的口才也就算了，可我的口才连3代都不如，只能用暗示打开局面了。反正最后结果是一样的。你有没有暗示过我喵？当然没有。你好像在心虚喵？不可能，别多心。随着时间走到9点，宇智波8代带着宇智波泰3和宇智波良太进入了训练场，他们是宇智波家族的精英，而且是警备部的名人，单凭借3张脸，很快就让所有人安静下来。宇智波下人们甚至觉得非常激动，居然会是8代大人来教他们，看来族长是真的重视他们了。他们的兴奋没有能够维持多久，随着宇智波鼬带着3轮雅士出现在8代身边，他便拿出了族长和6位长老的任命书，向所有人宣布忍术与战术学习会正式成立，负责人是中忍宇智波鼬。唉，不约而同的小声叹气连成一片，形成了带着轰鸣感的共鸣，反而吓了所有人一跳。宇智波8代、泰3和良太的脸色都不太好看，但宇智波鼬反而笑了。怎么，我来负责让你们觉得没有尽头了？100多个宇智波废才都认识哟。他们七嘴八舌的解释道：“鼬大哥，我们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啊？呵呵，看不起我？你们这帮臭弟弟笨妹妹都是下人，居然还看不起中人啊？嘿嘿，下人们不好意思的笑了。那么宇智波鼬没有像往常那样跟着一起笑，他反而收起了笑容，脸色无比严肃的问道：“你们会看不起血轮眼吗？”根本不用眨眼，宇智波鼬的瞳孔变成了赤红色，伴随着3个小豆豆跃出，并轻轻的转动，无比强大的瞳力横扫整个训练场。所有宇智波都目瞪口呆，张口结舌的愣在当场。没有觉醒血轮眼的宇智波下人完全无力抵抗，心灵被撬开了巨大的裂缝，一粒粒暗示种子轻易的被塞了进去，全然没有抵抗的能力。已经觉醒了血轮眼的宇智波，因为遭到强大的瞳力攻击，全都不由自主的开启了血轮眼进行抵抗。泰3和良太开启了2勾玉血轮眼，却没有能够顶住，就像下人一样陷入了呆滞，心灵被种植了大量的暗示种子。同为3勾玉的宇智波8代没有陷入呆滞，但他的瞳力和宇智波鼬差了几倍，心灵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撬开缝隙，种下了3粒最微小的暗示种子。手滑了，顺手就给他们3个种上暗示了。要是宇智波富岳觉醒了万花筒，这么明显的暗示会被他看出来的，这下子糟糕了。不止我把暗示种子下得太重，就算是8代队长也下得过分了，根本不用万花筒的水平，多年的3勾玉血轮眼都有可能看得出来。有了，我想法吓一吓他们，让暗示种子被震惊情绪掩盖，就看不出来了。咦，8代队长的情绪怎么这么惊讶？宇智波鼬赶紧收敛了瞳力的释放，在场的众人也就相继恢复了正常，其中自然是实力最强的宇智波8代恢复的最快。因为心房被触动，8代的自控能力大大下降，他满心的惊疑冲口而出：“哟，你什么时候觉醒的3勾玉血轮眼？你遭遇到了什么？”随即他就醒悟到这些问题不该问，连忙摆手道：“啊，不用跟我说。”他改口夸赞道：“真是了不起啊！18岁就能觉醒3勾玉血轮眼，你比我厉害的多了。”此时其他2个中忍也都缓了过来，纷纷赞扬起宇智波鼬来。被人夸赞成天才，宇智波鼬可没有丝毫的自得，相反他觉得非常尴尬。不要说3勾玉血轮眼，
宇智波家族真正的天才觉醒万花筒写轮眼都没有到18岁这么老的，宇智波佐助16岁，宇智波直水15岁左右，宇智波鼬13岁。最强的当然是宇智波带土，他虽然12岁才觉醒写轮眼，但开眼就是2勾玉，转头就跳过3勾玉觉醒万花筒。至于12岁不死人就能觉醒万花筒的佐良娜，那不是火影世界的事情，不在宇智波鼬的考虑范围内。参考未来的4维万花筒，他当然是觉得满心疑惑，自己18岁觉醒3勾玉写轮眼，在宇智波家族也能算是天才。18岁觉醒3勾玉写轮眼，还真的是天才，至少在这个剧情尚未展开的年代是不折不扣的天才。至少在现在的宇智波家族，他就是最年轻的3勾玉，而且他的写轮眼瞳力明显比8代更强，这也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点名结束后，宇智波8代就带着部下返回了警备部。他觉得根本不用把人留下来支援宇智波鼬，一群连写轮眼都没有觉醒的小孩子，怎么可能反抗一位3勾玉呢？宇智波鼬只要一个眼神，这100多个下人就全都得躺下，毫无反抗之力。难怪族长大人会把这么多晚辈交给鼬，您真是太英明了。宇智波8代的恭维让傅岳摸不着头脑，他又不愿意在部下面前露怯，只能微笑着问道：“给我讲一讲早上的细节。”是。随着8代的讲述，宇智波傅岳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真挚，但心中却是泛起了惊涛骇浪。宇智波鼬竟然是3勾玉写轮眼，他的天赋竟然如此强大。宇智波信影都80岁了，最近几年早就不说话也不管事了，却突然为了推荐宇智波鼬和6个长老打架。昨晚上这件事让傅岳无比的惊奇，百思不得其解，但现在他知道是为什么了。原来宇智波鼬是信影的人，原来他已经觉醒3勾玉，老头子这是为了宇智波止水铺路。宇智波傅岳的心情烦躁，他不但忽略了8代精神上的细微异常，甚至还忽略了宇智波8代说到自己被震慑到的细节。听完汇报后，傅岳略显勉强的笑着吩咐道：“学习会是家族很重要的新举措，你要多加关注，每天都向我汇报一次。”宇智波8代正色道：“是。”等到宇智波8代离开，傅岳的脸色立刻就冷了下来。他成为宇智波家族的族长已经好几年了，却都没有摆平家族内的几个长老，他们什么事都要和自己争，连为战争做准备的事情都无法确定，这已经够让人心烦的了。谁知道老迈不堪的宇智波信影突然冒头，推出了被自己忽视了的宇智波鼬，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对止水的争取失败了，这意味着第7个长老势力会凝聚起来。宇智波信影所代表的家族内曾经属于宇智波境的势力，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临时领袖，有了宇智波鼬的缓冲，就能够等到宇智波止水长大，然后顺利的继承。宇智波傅岳越想越是烦躁，但最终他什么都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也没有在钱财和人手上限制学习会。这非常宇智波傅岳永远都在犹豫不决，永远都不主动，却会轻易承认别人做出的结果。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部下，但绝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送走了宇智波8代，宇智波鼬进行了2次点名：仲信、不时、桃子、一木、宽仁、和思、中道、领花，站出来！你们8个是最年长的下人，是在场的下人们的哥哥和姐姐，我任命你们担任学习会小队长，各自挑选15个部下。纯平，你是所有人中最小的，你跟着我。凭借写轮眼，宇智波鼬一眼就看出来在场的人数为129人，分成8队正好多一个，干脆就自己带着最小的弟弟，也好照顾他。宇智波鼬的震慑和暗示作用下，宇智波的孩子们服从性大增，仅仅用了10几分钟就完成了8个小队的分配。在宇智波鼬的要求下，各小队以队长为首，站成单排纵队。面对8条歪歪斜斜的队伍，他也不生气，只是强硬的命令8个队长整队。队长和下人们立刻抱怨说队列在战场上无用，宇智波鼬直接以写轮眼镇压，逼迫他们执行自己的命令。他并没有尝试解释，因为人家说的对，忍术具有普及性和巨大的威力，完全压倒了忍者的脆弱防御力。在战场上，整齐的队列不但不能带来强大的战斗力，反而会极大的增加自身的伤亡。队列早就在战场上被淘汰了，但在炸弹洗地的战场上，那支以绝对灵活的战术和绝对意志称雄的地表最强步兵，依然将队列训练作为最基础的训练项目，就说明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队列训练是军队培养纪律性、服从性和团队精神的最佳手段，没有之一。宇智波鼬一反所有下人熟悉的友善，强势的压着下人们，一点点的将队伍排列成直线，然后保持立正，从早上到中午，又从中午到下午。长时间的站立无法让饱经训练的下人身体感到疲惫，但枯燥的静力带来的精神上疲惫，下人们却是难以承受。对宇智波鼬的恨和不满渐渐被枯燥和疲惫取代，随着精神上的疲惫不断积累，一切都在麻木中化为乌有。终于精神状态开始反作用于肉体，下人们普遍出现了身体摇晃、大腿颤抖等状况，他们开始逼近极限。宇智波鼬没有嘲笑他们软弱，他知道所有人都到极限了，不论是身体还是情绪都是不能再压制了。而且是时候给所有人一点甜头，他选择的第一个好处是站桩。宇智波鼬没有讲述站桩的技巧，他从一开始就以身作则，站在所有人的前面，几个小时纹丝不动地站着。现在他的动作发生了轻微的变化，将纯粹的立正变成了混元桩的变种。明明看起来还是立正，但他的姿态却向所有人传达出挺拔与轻松并存的奇妙感觉。精神疲惫到了极点，反而会格外敏感。很快就有些下人注意到了宇智波鼬的变化，继而注意到了他动作、姿态和呼吸协调配合的种种细节。天资较好的下人很快从中领悟到了站桩的技巧，在身体和精神的极致疲惫中，他们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站桩状态，进入了精神上的空灵状态，迅速化解了枯燥带来的烦躁。他们的站姿也随之变得挺拔且舒适。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迅速领悟和掌握站桩的技巧。到了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候，129名下人完成了分化，
1/3精神抖擞，站姿挺拔有力；2/3瘫软在地，四肢不可遏制的颤抖。幸运的是，宇智波鼬选择的8个小队长全都在1/3的范围内，他不用在第一天就更换小队长的人选。时隔8个小时，宇智波鼬终于下达了一条命令：所有人注意，训练结束。他的声音并不大，但却蕴含着幻术的力量，如同灵魂的震荡，扫过所有下人。那些麻木瘫倒在地的人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颤抖，消失了，一个个站了起来。那些初次站桩不由自主沉迷于空灵的人也被唤醒，如梦初醒般的睁开眼睛，环视张望中想起来自己是谁，自己在干什么。一天的队列训练没有白费，在暗示种子的辅助下，下人们下意识地排列出整齐的队形，形成了一个8×16的矩形。宇智波鼬开口总结道：今天的训练的项目叫做队列，我的站姿叫做站桩。说实话，队列站得并不整齐，我不满意。但站桩你们中有不少人通过观察学会了，值得表扬。没有学会站桩的人，今天自己想办法学会它。明天我们继续站队列，但不会像今天这样，只是单纯而轻松的站立了。我命令！宇智波鼬突然发出的命令，让129名下人下意识地立正，他们整齐划一的动作发出了一声充满力量的脚步声。宇智波鼬满意的点点头，解散。晚上，得到训练情报的宇智波傅岳大怒：宇智波鼬究竟在搞什么？队列训练，拿武士们操纵农民的把戏，用来训练忍者，这不是胡闹吗？报信的下人是傅岳额外安插的间谍，他算是傅岳一系的忍者，因此问道：族长，要不要统治8代队长，制止宇智波鼬的胡闹？宇智波傅岳思索了很久，他的愤怒在思索中渐渐平息，最终摇头道：不行，他是信隐大人坚持推荐的，仅仅一天的胡闹，我没法说服信隐大人换掉他。再等等，如果他的胡闹激起了下人们的激烈抗议，你就向我报告。下人沉默了几秒，这才回答道：是。事实上，这是这位宇智波下人最后一次主动向宇智波傅岳报告。第二天，宇智波鼬继续队列训练，但却加入了他的同力威慑，增加下人们的精神疲惫。凡是不能掌握站桩的下人，连1分钟都坚持不到，就会全身颤抖着倒下。即便是掌握了站桩技巧的下人，也最多坚持15分钟，就会承受不住同力的冲击而倒下。队列训练的频率骤然加快，下人们对站桩的学习和掌握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熟练，对宇智波鼬的服从和信服也渐渐增强。这当然不是训练的功劳，而是昨天种下的暗示种子在3勾玉写轮眼的同力激发下破壳发芽的结果。尽管暗示的种子不可能长久维持，但在训练的初期效果却是非常明显的，能够帮助下人们快速掌握站桩的技巧，快速的进入空灵状态，获得强大的正向反馈。不然的话，这些被族长、长老、村子挑剩下的下人们，如何能在一天就掌握站桩的技巧？之所以费这么大的力气，同时对上百人进行暗示，是因为宇智波鼬缺乏信用。宇智波鼬在这些下人中有交情产生的少许信用，比如在族长家的满月酒宴上，他只要一句话就让当时做侍者的众信给他送来更多的肉。但这点信用不足以让所有人服从他的安排，认认真真的进行他们抗拒鄙视的队列训练。信用不是凭空产生的，只能通过做成事情获得的成果换取。同时，只有信用积累到位，才能说服他人服从自己，跟随自己去做更大的事。做事的过程中，每发布一个命令，每消耗1天时间，都是需要用信用换取。当信用归零，事情就失败了。信用和成果就是一个不断转换的循环，但信用循环中最难的不是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做成，而是在做第一件事情的时候，如何获得最初的信用。比如商鞅在变法的最初，就是通过洗目立信，用金子购买了他的第一笔信用。宇智波鼬的初始信用太小，他也没有时间做最初的缓慢积累，于是他选择用暗示种子做无本买卖。在大量的暗示种子强制下，下人们才能服从他的命令，老老实实的进行最厌恶最鄙视的队列训练，在枯燥的战力中耗尽自己的精力，在极致的疲惫状态下集中注意力的学习站桩。虽然每一步消耗的信用都被暗示种子抵消了，但一切都不可能凭空消失，而是成为了欠债。如果最终没有获得成功，宇智波鼬将会彻底信用破产，在自己最熟悉的宇智波成员群体中臭不可闻。所以他没敢搞几个月的队列训练，让集体的力量感作为成果，而是在第一天就传授站桩技巧，让个人在精神和心灵上的收获作为成果，迅速的兑现第一笔信用。为此，他不惜用暗示辅助下人们站桩，将自己也逼到了极限。他成功了。被强迫训练的宇智波下人们学会了站桩，感受到了站桩带来的收获。作为宇智波家族的下人，他们都有尚未觉醒的血迹现界，对精神的增长无比敏锐。所有成功的人都感受到了眼睛的悸动，直觉告诉他们这是写轮眼在萌发，不敢置信的收获让这些下人陷入了狂热。哪怕第一天只有1/3的下人获得了成功，也产生了足够多的信用，不但弥补了之前的欠债，还有足够的数量推行下一步更加艰苦的训练。从第二天开始，宇智波鼬已经无需激发暗示种子，下人们的服从性就已经足够，于是之前种下的暗示种子就显得太多，逐渐将服从和信服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到了第3天，全部下人都学会了站桩，也在空灵之中体会到了精神力的滋长，体会到了精神力增长后眼睛的活化。在兴奋之余，甚至有些下人开始不满足当前的教学进度，他们充满希冀地主动询问道：会长，后面是不是还有更多的项目？能不能加快学习的进度？宇智波鼬笑了，称呼的变化代表着他们对自己的尊重，也代表着他们对学习会这个集体的认可。当然有更多的项目，但加快进度会很辛苦。听到宇智波鼬的话，下人们瞬间安静，然后下一刻他们就疯狂了。但3天的训练终究是将纪律意识刻进了他们的心里，所有人明明都疯了却站得笔直，队列也保持了标准的矩形。这些站立的笔直的家伙疯狂地高喊，向宇智波鼬发出最真挚的祈求：会长大人，
请您狠狠地操练我们吧，尽管用力，我们受得了，拜托了，求求您了。宇智波优着实听到了不少虎狼之词，一脸嫌弃地答应了下来。这可是你们要求的，接下来可不能喊累。绝对不会。那我们的训练就从静到动了，听我的命令，所有人保持队形，围绕着训练场跑步，先来30圈，提提神。是。宇智波优用自身验证了血轮眼和精神力的关系。觉醒血轮眼要有足够的精神力，刺激大脑深处的神秘区域发育，发育的成熟度决定了瞳力的大小，瞳力的大小决定了血轮眼是否能够觉醒显化，以及晋升到哪一级。精神力的提升很难，但不足的时候可以用情绪放大，但差距太大时，不论多么激烈的情绪都不行。所以根本还是要提升精神力。根据宇智波优对精气神关系的理解，想要强化精神力，首先要先提升身体的素质，身体强壮才能增加查克拉的量，充沛的查克拉则能温养精神力。成为忍者的人都善于从身体中提取查克拉，而站桩则能够加快查克拉刺激精神力成长的效率。这3天来，下人们通过站桩转化的精神力，并不是队列训练带来的，而是下人们过去训练积累的潜力被释放。不少人的潜力已经被完全开发，是时候从锻炼身体开始，进行全面且完整的训练了。但宇智波优直接安排和下人们恳求的效果是不同的。如果不是宇智波重信第一个提出要求，他也是要动用暗示种子，找个合适的托。所以说，重信这小子值得嘉奖，之后可以考虑重点培养，让他成为止水的得力帮手。忍者跑步不算什么，排成整齐的队伍跑步也不难。学习会的下人们很快就适应这个要求，8个方阵跑得整整齐齐，脚步也是铿锵有力。但所有下人都知道，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果然，从第2圈开始，宇智波优给每一个下人都披上了马甲，被附加了自身体重的2倍负重后，之前的一切行动突然间变得那么的难。作为学习会的会长，宇智波优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汗如雨下，没有关系，宇智波优早就准备了大桶的温开水，还是分成咸甜2种口味的，足够所有人牛饮一整天。体力消耗巨大，没有关系，宇智波优让人按照配方熬煮了大锅的药膳粥，补充体力的速度绝对让人惊喜。30圈又30圈的训练下来，肚子空空如也，人人饿得眼冒金星，当然没有关系，再跑2个30圈，大家就可以吃烤肉吃到饱了。宇智波优昨天就提前预定了秋道家烤肉店，而且是包场。至于他自己的出手，为所有人做饭，那是想多了。这不是3、5个人，而是100多个嗷嗷待哺的半大孩子。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这些男孩女孩现在都能一顿吃掉4、5碗拉面。宇智波优可没有本事一个人堵住这么多张嘴。他喜欢烹饪，但不喜欢做厨子，还是下馆子吧，反正是族里报销，甚至宇智波家族的账上都不用出钱，直接从秋道家店面的房租里扣除，那也是绰绰有余的。但让100多人想不到的是，当大家在烤肉店吃饱喝足，一个个懒洋洋的想要回家的时候，却被宇智波优在烤肉店门前堵住了。今天宇智波优的信用已经足够由细而生威，他没有说任何话，所有的下人全都老老实实的跟着他回到了训练场。在皎洁的月光下，129名忍者整齐列队，寂静无声地站在训练场中，等待宇智波优开口。但很快，他们自己就觉得有什么不同了。身边都是熟悉的同伴，前后都是同一个小队的队友，所有人的呼吸渐渐趋同，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融入了一个庞然大物中，非常的有力量感。这就是整齐划一和共同行动的力量，规律感天然就是能被人理解的力量。不仅仅是下人们感到了力量，宇智波优更是对3天来的努力成果感到满意。他笑着对所有人说道：“将来到了战场，可不能用这样的阵型，这只是训练时的对练。”不等下人们反应过来，他就恢复了严肃的表情。好了，今天在饱餐之后把你们拉回来，首先是我检验一下大家的服从性。很好，我很满意。第2件事是我觉得今晚上可能会有人突破，所以把大家都拉回来，和我一起见证宇智波家族历史性的一幕。宇智波优将3勾玉血轮眼开启，幻术的力量被激发到极限，赋予他的声音强大的说服力，勾连着在场每一个下人心灵中的暗示种子。下人们没有开眼，完全无力抵抗3勾玉血轮眼的幻术，不由自主地跟着宇智波优的动作行动起来。跟着我的动作，左脚抬起向右，与肩同宽，2手抬起曲肘，在胸前环抱，手掌向内，5指分开，挺胸，抬头，腹部放松，膝盖微微弯曲，放松呼吸，慢慢呼吸，渐渐闭上双眼，听我的声音。宇智波优深吸一口气，然后张开嘴巴，发出了奇异如同猫咪一样的呼噜噜噜噜，瞬间就和在场的上百人胸腹共鸣。这是炸雷的平缓释放，模仿的是3轮雅式休息时发出的震音。宇智波优再次激发已经消耗的差不多的暗示种子，将自己的呼吸频率传递给所有人，强行带动他们的呼吸节奏改变。没有办法，宇智波优是对这些霓虹金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弟弟妹妹没信心，他认为这些孩子根本不可能理解混元桩的真意。之前他们学会的站桩只是非常粗陋的模仿，静心的效果虽然不错，但终究是浮于表面，接下来的修炼就不够用了。松静自然，虚灵挺拔，曲折玲珑，浑圆一体。混元桩的要义虽然才16个字，但其中的含义简直是无穷无尽。宇智波优自己也没有完全理解，就算是理解的部分，他也没法用忍界的语言描述和解释。怎么教导这些未曾受过炎黄文化熏陶的宇智波下人，让他们理解这些复杂的奥义，实在是个天大的难题。冥思苦想后，宇智波优想到了利用暗示种子和幻术幻音结合，将自己的真实体验直接传达给所有人，让他们通过第一手的感性认知了解，总该能入门了吧。在场的129名下人全都闭上双眼，沐浴着越发明亮的月光，和宇智波优保持着完全相同的呼吸节奏。随着共振的效应，呼噜噜的声音逐渐响亮起来。相同的节奏让呼吸声清晰可闻，
但却让训练场显得越发安详宁静，就像清幽的山谷必须要有鸟鸣那样，完全融入自然的声音，反而加强了安静的感觉。下人们被宇智波优带着进入了致敬手虚中，身体内查克拉的运转更加流畅。晚饭吃下的大鱼大肉在全力的吸收下，化作一股股热流补充身体，得到大量营养的身体激发出大量的查克拉，而大量的查克拉在平静的心境中成为精神力成长的阶梯。查克拉不会直接转化为精神力，精神力的源头在神秘莫测的脑海，查克拉只是最有效的攫取精神力工具。随着越来越多的精神力被开发出来，宇智波血脉共有的血迹线界眼睛吸收着精神力激发出来的瞳力，开始迅速的发育成长。所有下人的眼睛都在快速的发育，但有些下人的年纪较大，他们的血迹线界发育早已走到了临门一脚。今天在致敬手虚中精神力的骤然一跳，激发出的瞳力成为了踹开天赋大门的最后一脚。或许这股力量有点太强了，抹平了好几位下人之间的差异，使得他们的突破集中在短短的半分钟内。一双又一双血轮眼连续觉醒，觉醒带来了更大量的瞳力以及更加强大的查克拉。刚刚觉醒的下人无法控制这股新增的力量，他们不由自主地释放出澎湃的瞳力，好几个人联合在一起，造成的动静自然而然被放大了许多倍。许多沉浸深度不够的下人被惊醒，惊醒的下人们先是莫名其妙，继而是大惊失色，接着变成了欢欣鼓舞，最后变成了犹豫不定。血轮眼居然在修炼中直接突破了，不是说只有经历最悲惨的遭遇，用自己最珍贵的感情交换，才能觉醒血轮眼的吗？本大爷，本美女被骗了！就在30秒内，在忍术与战术学习会中，上百名被宇智波家族高层判定为不可能觉醒血轮眼的下人中，5名队长和1名队员相继开启了血轮眼。事实上，此时还有至少6、7个下忍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同样走到了开眼的边缘。他们在目睹了伙伴开眼后，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对自己失望的不甘心，以及对同伴成功的强烈嫉妒。在强烈的负面情绪的推动下，他们的大脑中爆发性的涌出大量的阴寒的瞳力。这样阴属的瞳力正是宇智波家族正统的开眼本源力量，因此他们的眼睛随之发红，眼看着也要一起开眼。但宇智波优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直接中断了所有人的守静之虚状态，打掉了他们精神力高涨的状态。遭到宇智波优釜底抽薪的一击，就算是宇智波们更加失望，情绪更加负面，饱受刺激的精神力也达不到开眼的水平，开眼的进程也就随之夭折。这个过程非常快，几乎就是一瞬间的事情，甚至连那6、7个下人也没有察觉自己的变化。宇智波优悄然地松了口气，只有他明白刚刚的情况究竟有多么凶险。一下子觉醒6双血轮眼，宇智波家族会欢欣鼓舞，3代火影会嘀嘀咕咕，团藏会暴跳如雷，这都在他的实力可承受范围内。但一下子觉醒12、3双血轮眼，3代火影必然要起杀心，家族内部的势力斗争也会骤然尖锐，原本漠不关心的其他忍族也会被刺激的从路人变成敌人。可以说，除了底层的宇智波族人，自己几乎就是举村皆敌，后面的事情就没法收场了。而且这种负面情绪刺激出来的阴寒瞳力绝对是有害的，在让人开眼的同时，大概率会改变人的性格，让人的情绪极端化，从此变得孤傲、易怒、偏激，容易钻牛角尖。宇智波优不想要这样的小弟，他们太容易坏事。尽管在他的干涉下，只有6个人觉醒了血轮眼，但这依然足够的震撼。宇智波家族现存的血轮眼忍者只有300多位，但这是近30年的积累，加上那些不幸战死的忍者，30年来宇智波家族能够觉醒血轮眼的忍者总共只有900位出头，平均下来每年只有30几个忍者可以开眼。实际上，血轮眼的觉醒时机分布很不均匀，2次忍界战争期间觉醒的血轮眼超过了800双，占有绝对的多数。能够在和平时期觉醒的血轮眼只有60几双，平均下来每年才6、7双而已。今天晚上一下子就觉醒了6双血轮眼，相当于1年的觉醒数量。血轮眼是宇智波家族的骄傲，是忍界最强的血迹线界，也是每一个宇智波忍者最大的渴望。宇智波优实现了对学习会下人们的豪言，向他们展示了奇迹。宇智波家族的历史的确是开启了新的一页。奇迹证明，按照宇智波优的训练方法，这些被判死刑的宇智波下人也能觉醒血轮眼，甚至觉醒的概率比精英忍者还要高。下人们疯狂了，他们被宇智波优彻底征服，什么长老族长的统统抛之脑后。以后族长要是敢对会长说半个不字，下人们绝对会当族长在放屁。如果宇智波优命令攻击，他们也会不假思索地冲上去和族长拼命。宇智波富岳安排进来的间谍以及其他几位长老安排的间谍，就这么被宇智波优征服。他们在这目睹了6人同时觉醒血轮眼的时候，都决绝地选择了背叛，纷纷向宇智波优和盘托出了各自的任务。毕竟谁能想得到血轮眼的觉醒也能批发的进行，这对于宇智波家族的人来说，震撼的力度实在是太过了。作为高层间谍的忍者一共7名，他们愧疚又担心地说道：会长大人，请允许我们退出学习会。学习会是宇智波家族的希望和未来，绝对不能被无能又贪婪的上层摧毁。请您相信我们，我们就算是死，也绝对不会泄露学习会内的情报。宇智波优听得只想笑，这些做了高层间谍的下人，把屁股调转过来后，反倒对高层充满了极端强烈的不信任和仇视。他伸手制止了7个人的猜测，说道：你们不要这么着急，忍术与战术学习会本来就是家族开设的，不会有谁来摧毁学习会的。可是会长大人，族长长老一定会觊觎战桩修炼法，他们肯定想要独占这种促进血轮眼觉醒的修炼法。我既然公开对你们传授战桩的知识，也自然没有保密的想法。族长和长老们想要，那就给他们。啊，有什么好担心的？我愿意公开传授，族长他们怎么独占？会长大人，您难道不担心暗杀？我亲爱的弟弟们，你们怎么会如此小看我宇智波优？我在你们的心目中就这么的弱？最重要的是，你们就对于族长是敌人的判断错了。
族长和长老当然有私心，但他们也是宇智波的成员，是我们宇智波家族的一部分，甚至就是最精英的一部分。他们是真心的希望宇智波家族繁荣强盛。我和族长以及长老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不共戴天的死敌，而是家族内部不同方向和方法的竞争。相信我，不论是族长还是长老，没有人会做出杀害同族的决定。当然，杀害自己族人这种事，宇智波带土会做，宇智波鼬也会做。为了阻止他们毁掉宇智波家族，我宇智波鼬同样会做。宇智波鼬说道理很有说服力，更关键的是，这是宇智波最愿意接受的道理。下人们毫无意外的被说服了。他甚至笑着说道：“而且大家都不要着急，事情可能没有严重到需要你们退出的程度。说说你们任务中的细节，尤其是你们都是从谁的手上领取的任务？汇报任务时有谁在场旁听？”仔细听完下人们的任务细节，宇智波鼬摇头道：“我明白了，你们不要退出，也不要再向上汇报了，让我看看族长和长老们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应。我觉得他们不会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们毕竟是宇智波家族的掌权者。就算是傅岳族长不顾家族的根本利益，强制要你们退出，大家也不用着急，后续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我并不是孤家寡人，我有你们的支持，有信隐大人的支持，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就算是真的不行了，你们也要尽可能的坚持更长的时间，说不定大家都能觉醒写轮眼。如此的辛苦修炼，到最后却没有得到最大的成果，岂不可惜？”间谍们感动的涕泪横流，从此成为了优的忠实小弟，彻底中断了和自己上级的联系。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家族高层安排的间谍联系中断，竟然没有人注意到。只能说长老和族长确实不怎么关心这些废材下人，只要不主动出现在他们面前，根本就想不起来这些下人的存在。再加上各种更加重要的事物干扰，宇智波傅岳和长老们的注意力早已转移，把自己临时起意从下人中挑选的间谍这件事给忘掉了。学习会内的人心高度凝聚，加上长老和族长的漠不关心，仅仅经过3天的训练，就在30秒内觉醒6双血轮眼，这么震撼的事情，竟然好几天都没有传到高层的耳朵里。高层的静默让学习会的下人提起的心落回了肚子，同时也让他们对高层更加的失望，彻底的离心离德。下人之间开始流行一句自嘲的话：“族长和长老是真的不在乎我们啊。”高层不知道学习会出大事了，但保持着最大关注的宇智波信隐自然是知道的。6个下人同时觉醒血轮眼的那30秒，信隐老头子就藏在训练场边缘，亲眼看到了那让任何宇智波都要目瞪口呆的奇迹。信隐老头无比的兴奋，对于宇智波家族的未来再没有丝毫担心，对自己能够发掘并挑中宇智波鼬的眼光更是无比得意。他的人生没有任何遗憾了，以后就是吃好喝好，养好身体，给宇智波鼬提供最大的支持。5天后，宇智波8代在例行的报告提到，宇智波鼬安排的训练科目出现很大的变化，队列训练被取消，体能训练增加了很多。宇智波傅岳扫过报告，忍不住冷笑道：“训练忍者搞什么队列训练，真是莫名其妙，能及时改过也不算太差劲。”当他想要了解详细情报时，才发现自己安排的间谍没有按时向自己汇报，这让宇智波傅岳有点生气。但接下来傅岳尴尬地发现自己竟然想不起来间谍的名字，也不知道该如何联系到那个下人。他从开始就没有过安排联络方式。宇智波的族长亲自安排的间谍，明明是自己挑选的家族内的忍者，竟然会因为他不主动联系就彻底失联了，实在是丢人。宇智波傅岳的沮丧和失望甚至来不及发酵，更多更加重要的事物蜂拥而至，让他应接不暇，很快就彻底的将这件事忘记了。6位长老也基本上是与他类似的情况，对于自己能够在安排间谍上出错深感羞耻，他们默契的不再提起学习会的话题，希望这件丢人糊涂事尽快过去。但并不是所有长老都这么糊涂和大意。宇智波雄一郎是宇智波家族的中立派代表，他生性谨慎又多疑，善于揣摩人心。学习会中没有人员失踪，自己的间谍却失联，雄一郎长老断定是间谍自己主动切断联系，他已经投靠了宇智波鼬。宇智波鼬尽管觉醒了3勾玉血轮眼，终究是没有根基的中忍，凭什么会让间谍背弃自己投靠呢？这个忍术和战术学习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宇智波雄一郎对宇智波鼬和学习会的好奇达到了全新的高度。然而他刚刚展开了新的行动，宇智波信隐就将他堵在了家里。眼看着80多岁的老头子堵门，宇智波雄一郎眼角直抽抽，然后就疼得忍不住发出嘶嘶的抽泣声。人老了，恢复力就跟不上了，之前被老头子打的乌青眼还没有消肿呢。前几天晚上挨打时，终究是有30几个上忍在围观，信隐老头不可能完全开放手脚，而且还有5个老家伙帮着分担伤害。现在可是自己一个人被兜在家里了，害怕。但死老头是正经的长辈，当年宇智波雄一郎出生的时候，宇智波信隐都跟着岛田老族长砍人，都超过20年了。他亲自上门，雄一郎作为晚辈又能怎么办呢？必须得硬着头皮接待，奉上热茶点心。白雾袅袅中，2个老头对坐，相对无言了很久。在霓虹金的文化中，先开口的算输。但宇智波信隐早就退休了，宇智波雄一郎却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最终还是他认输，谨慎地问道：“信隐老叔，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宇智波信隐看着雄一郎的伤疤，嘿嘿笑道：“我想让你对优的是闭嘴。我可……别睁眼说瞎话，我知道你安排了人去打听情报，人我已经替你赶走了。是，我现在就告诉你。”宇智波雄一郎恭敬地低头行礼，说道：“您请讲。”就在昨天晚上，随着宇智波信隐的讲述，宇智波雄一郎的眼睛越来越大，他似乎完全感受不到乌青眼眶带来的疼痛。当听到昨天晚上6名下人觉醒了1勾玉血轮眼，宇智波雄一郎忽地站了起来，完全顾不得自己带翻了桌子上的茶杯，浓绿色的清香茶汤流得到处都是。这是真的，真的，我就在旁边看着。宇智波信隐的语气有些飘忽，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宇智波优这小子说让下人们见证宇智波的历史，竟然是真的。熊一郎满脸的震撼神色，激动的他根本坐不下去，在茶室内走来走去，嘴里喃喃道：“真是不可思议。”宇智波信银老头得意洋洋地向宇智波熊一郎炫耀：“哈哈哈，按照优小子的话，这算是活久见啊！”熊一郎长老扶额释怀道：“我就说嘛，我安排的下人怎么莫名其妙的中断联系，毫不留情地抛弃了我这个长老？一夜6双写轮眼，换成我自己也会当场叛变的。”信银老头戏谑地问道：“现在你不怪我把你的人赶走了吧？”宇智波熊一郎连连摆手，赞同道：“您做得对，这事的意义太重大了，不能随意的扩散情报。学习会的下人们，哈哈，想多了，他们现在绝对是忠诚于宇智波优，这个小子心思缜密的比我还厉害，用不着我瞎操心。哈哈，宇智波家族的未来啊！”过了很久，宇智波熊一郎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他看着宇智波信隐问道：“信隐老叔，您老人家找我，除了通报这个大事，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做？”宇智波信隐点头：“宇智波优这小子想要当族长，我是来说服你支持他的。您不是一直支持静，最近则是将希望寄托到了止水身上，改变目标了。止水的年纪太小了，宇智波优先干10年，之后再将位子交给止水，这样宇智波家族的族长传承就稳定成最强者担任，而不是父子继承。在这点上，我的看法和您是一致的。而且宇智波优能够为家族带来这么大的利益，傅月老了之后，他当族长是理所当然的，应该用不着我支持吧？他想要3年内当族长，3年？这怎么可能？这也太快了，所以需要你的大力支持。可是我支持有什么用？新族长的实力得比傅月更强，至少也是同一水平才行。宇智波熊一郎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突然想到了什么，嘴巴结结巴巴的说道：“他才18岁，难道就觉醒了？没有，现在还没有万花筒写轮眼，所以才要3年时间。”哈哈哈，就算现在没有，可这口气真不小啊！这小子很自信，很好，你就表个态吧。支持，我当然支持他。老子早就看傅月不顺眼了。不过老说，就凭你我的支持可不够啊！就算学习会的孩子们都觉醒了写轮眼，也还是差点意思。我亲自来拉你加入，就是为了让你出主意的。你说我们下一步把谁拉进来？当然是宇智波龙之介。他？宇智波信隐皱起了眉头。这个人虽然也是温和派的长老，但顾着到自己都有点怕，真的能够说服他？宇智波熊一郎笑了，解释道：“恒河虽然顽固，但他最溺爱唯一的孙子，那孩子如今已经14岁，却没有觉醒写轮眼。”宇智波信隐恍然大悟，自己过去几年身体不好，对家族的事情漠不关心，确实不知道那小子到现在都没有觉醒写轮眼。有这个作为突破口，再加上一夜6双写轮眼的震撼，说服宇智波龙之介不成问题。有了2位长老的支持，就足够保证学习会的稳定运行。今天的行动可谓是完美达成目的。按照宇智波优的规划，接下来就不再适合做更加刺激人的事情，而是要等待学习会的下忍成长，逐步吸纳其他的年轻忍者加入，扩大他的影响力。推翻宇智波傅月的时间定在了3年后，时间很充裕，不用那么着急。宇智波熊一郎生性谨慎多疑，对于信隐讲述的策略反复琢磨，越想越是感觉这个计划恰到好处。他忍不住追问后了解到，制定3年策略的人就是宇智波优，对自己的选择更加满意，对未来也更加的有信心了。这个相对聪明的长老感慨地说道：“自从岛田老族长去世后，咱们宇智波家族终于要有既能打又有脑子的族长了，真是太不容易了。”宇智波信隐不由得想起了武力爆表，但脑子实在比不过丰富感情的上任族长宇智波斑。他也是感慨地说道：“是啊，真是太不容易了。再想到如今的宇智波族长傅月，两人一起叹气，还不如上宇智波斑呢。宇智波斑虽然脑子混乱，搞不清重点，常常感情用事，但他是真能打，也是真的能抗事。斑在担任族长的时候，千手飞剑就非常善于算计，但他从来没有算计到宇智波家族的身上，所有的一切都被宇智波斑挡住了。那时候宇智波和千手联手打遍忍界无敌手，家族领地变成木叶村，在大开发中地产价值一飞冲天。原本不值钱的荒地，不是变成了房子和商铺，就是被开垦成了肥沃的农田。家族成员都是富有的地主或房东，那段时间过得真是舒服。宇智波家族打拼1000年，从未体验过如此富足安康的生活，所以才会集体抛弃了宇智波斑，不愿意跟着他离开日渐繁华的木叶村，去荒郊野岭从头开始。但谁能想象到，没了宇智波斑这个族长，千手飞剑这个银币就盯上了宇智波家族。在2代火影的百般算计下，宇智波家族竟然再也选不出来一个能够代表宇智波家族的族长。偌大的家族没有了领头羊，再也无法拧成一股绳，无法用一个声音为自己发声，被千手飞剑玩弄于股掌之间。2代火影是个真正的政治家，利益的分配和政治上的打压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宇智波家族明明被他拆得七零八落，但所有的宇智波忍者对他却是又敬又怕。宇智波家族那时候真的是服了，家族中最杰出的天才宇智波镜被2代火影招收成弟子，宇智波家族中的反应是羡慕和兴奋，而不是什么屈辱。那时候宇智波家族的日子也不错，虽然总是被2代火影收拾，但收入和安全感极高，族人没有怨言，甚至习惯了没有族长的现状。如果2代火影能够多活10年，宇智波家族就会平稳的过渡，从木叶村第一豪门演化成为木叶村密不可分的根基。但天有不测风云，2代火影出使雷之国时遭遇金角银角的叛乱，重伤归来后将火影之位交给了猿飞日斩，3代火影仓促上位，到宇智波镜意外死亡，到3代火影集团毫无分寸的强行打压宇智波家族，宇智波的好日子便一去不返，这才有了需要一位族长的想法。可惜千挑万选出来的族长没有能够支棱起来，大家的日子反而更难过了。
虽然才几年的时间，但在换个族长的想法已经在人们的心中酝酿，只是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而已。宇智波雄一郎这样的高层，在信银老头一说之后，瞬间就勾起了内心深处的想法，对换族长这件事没有丝毫的抗拒，唯一的担心只是换更年轻的宇智波优是不是合适。但通过宇智波信影的讲述，他感受到了宇智波优的智慧和城府，以及让人惊叹的耐心，至此他再也没有疑问。只是组成由年轻人为首的新势力，他还有最后确认的程序要做。雄一郎问道：“我什么时候和宇智波优见一面？”“就今晚，我们一起去优小子家里吃饭。”宇智波信影笑了，摇头感慨道：“哎，老头子是越来越放心了，连你这个聪明的小子也被他猜得明明白白。”宇智波雄一郎，信影老头感慨道：“我们宇智波家能出一位飞奸，真是让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啊！”雄一郎哈哈大笑，他的兴奋溢于言表，开心地说道：“信影老叔能出一位宇智波飞奸可不是坏事，活该元飞日展他们感受一下什么是被拿捏的全身不自在却说不出来话的感觉。你看他们这些年搞的烂事，一点分寸感都没有，任凭他们这样搞下去，宇智波家族是要出大事的。”宇智波优、宇智波飞剑很好，嘿嘿，真是期待今天的晚餐啊！志村团藏不在，忍术与战术学习会在最偏僻的地方活动，但三代火影到底是没有老朽不堪。他的两个同学也不是后来的无所事事长老，仅仅几天时间，他们就闻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味道。就在宇智波家的老头聚会时，水户门岩也正在向元飞日展汇报调查的结果。我通过可靠的情报渠道确认，宇智波家族集中了129名没有觉醒写轮眼的下人，在他们最早的祖地训练场搞特训，起了个名字叫做忍术与战术学习会。赚钱小春问道：“真的没有精英忍者参与？”水户门岩回答道：“我已经确认过，都是些被放弃的下人，没有一个在任务小队中，也没有一个是警备部的忍者。开始的几天，宇智波八代带着几个中忍参与，现在也已经不再出现，全都交给了一个叫做宇智波优的中忍管理。”三代火影问道：“这个宇智波优的情况呢？”水户门岩翻了翻资料，对着念了起来：“宇智波优，木叶25年生，在忍者学校学习4年，历年都是年级头名，但并没有特别优秀的表现。木叶35年毕业后，他继承了父亲的位子，加入了渊上国企的小队。2年后，随着渊上上忍退役，他也退出了任务小队，加入警备部担任巡逻忍者。今年5月，宇智波优被警备部开除，在6月通过中忍考核任务成为中忍，怀疑已经开启写轮眼，但目前没有他使用过写轮眼的记录。”元飞日展疑惑地说道：“这个宇智波优的情报听起来很一般，宇智波家族怎么会把新成立的什么？”水户门岩赶紧提醒道：“是忍术与战术学习会。”元飞日展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哦，把这个学习会交给一个普通的中忍来管理，这似乎很不合理。”赚钱小春不屑地说道：“日展，我觉得你想多了，这就是一群不上台面的下人，交给一个有些任务经验的中忍，学习一些忍术和任务的技巧，希望他们能够在战争中活的时间长一点。”水户门岩点点头，又摇了摇头。元飞日展问道：“岩，你有不同的看法？”我开始的想法和小春一致，但宇智波家族的学习会成立才几天，就弄出来不小的动静，我觉得需要提高重视程度，深入的调查一番。你能如此谨慎，我觉得非常好，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做吧。好，但我之前没有针对宇智波家族内部，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而且现在局势紧张，人手不足，所以时间上会慢一点。要是团藏在就好了，他对宇智波家族的监视很到位，做起来比我容易得多。你说的有道理，团藏那边还需要时间好好调查那个神秘人物，之前只是猜测他用的是自然能量，如今被大蛇丸和自来也都确认过了，必须要好好查一查。岩，暂时还是得辛苦你，这件事就拜托了。水户门岩点点头，不再言语。元飞日展接着说道：“接下来我们商量一下对云隐村投放间谍的事情。”转请小春拿出一叠资料，开始讲述道：“从火之国搜集的孤儿中，有60名已经通过了培训，他们掌握了间谍的技术，也培养出了对木叶村足够的忠诚和认同感。明天开始，他们就会根据安排好的偷渡计划，从海岸线进入雷之国，等待云隐村新一轮的忍者挑选。”三代火影问道：“这次有多少人是作为忍者种子培养的？”60个孩子全都是忍者种子。雷之国的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间谍网络是完整的，只有云隐村就没有几个间谍能够成功的潜伏下去，根本形不成有效的情报网。转请小春遗憾地说道：“云隐村和我们木叶村不同，这个忍村几乎就是纯粹的忍者村子，没有多少平民的存在，少数的平民还都是夜月家族的成员，根本没有机会渗透。安排的忍者间谍通过海选进入云隐村的不少，但折损率实在是太高了。云隐忍者的训练简直是玩命，对战更是接近实战。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几个忍者，又几乎都叛变了。”转请小春忍不住长长的叹气，然后他收拾精神继续说道：“所以这一次加强了孩子们的感情和忠诚度培养，也特意按照日展的建议增加了羁绊教育，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间谍。”听到转请小春的报告，三代火影满意的点点头。他认为有了羁绊的间谍就不会选择背叛了，只要坚持投放这样的间谍种子，用不了几年就能突破云隐村的情报黑洞，摆脱当前的情报困局。晚上，宇智波优提前归来，意外带到正在撬锁的三轮雅士，看着箱子上满是猫爪抓挠暴力拆除的痕迹，一人一猫尴尬相视。“你的小鱼干吃完了？”“吃完了喵。”“那你可以向我要啊，你都是猫仙人了，还来撬锁是什么鬼？”“本喵不好意思当面拿喵，撬开不过是坏个锁，现在你的力量也太强了，随便挠挠这箱子就要散架了，这满满的猫爪印，难道我能不知道是你干的？”“哼哼，只要没有直接抓住，本喵就不会不好意思喵。”宇智波优举起大拇指赞叹道：“服了你了。”然后打开锁，分了一半的小鱼干给三轮雅士。
箱子里的小鱼干其实不多，真正的大头都在书架上堆着的卷轴中封存着，但三轮雅士绝对不会去动那些卷轴。这个箱子其实是游戏，从2年前宇智波优第一次做香肠，结果被三轮雅士偷光光开始，他们就用这个箱子比拼各种技巧，到如今已经是习惯性的逗乐子了。宇智波优想要限制三轮雅士的食量，感觉得自家的狸花猫吃多了之后一个劲的长肉，却不长个头。三轮雅士却觉得自己才没有长肉，而且之所以没有长个，就是因为吃的太少了，都怪宇智波优。三轮雅士吞下一根小鱼干，享受着身体流窜的一股股热流，以及身体可感知的增强。过了好一会才问道：“今天有客人喵？”“我请星影大爷帮我邀请的客人。”“喵啊，你今天做什么好吃的？本喵都好几天没有吃你做的饭了。最近很忙，我也没有太多的准备，就做寿司船吧，做这个的速度很快。”“呸，寿司狗都不吃。”三轮雅士直接施展火焰跳跃跑掉了。宇智波优偷笑不已，这只小猫的胃已经被调教成了中餐定向，能不吃生冷食就不会吃一口，何况它如今是猫仙人了，普通食物对它的作用越来越小，吃饭图的就是个滋味，因此对于冷冰冰的日式餐没有丝毫兴趣。宇智波优也不喜欢寿司，但这玩意做起来快，而且看起来有逼格，还非常对你红金的审美，用来应付傻乎乎的家族高层实在是太适合了。做寿司的食材昨天就准备好了，宇智波优先将黄瓜、火腿和胡萝卜切成细丝和长条，然后炒锅加热，倒入油，将散鸡蛋倒入锅中煎成蛋饼，再将蛋饼切成长条，备料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准备好寿司竹帘，平铺一片紫菜，再放上昨天的剩饭，将米饭往四周推平，将蛋皮、黄瓜、火腿、肉松和胡萝卜条依次摆放在紫菜的下方，借助寿司竹帘向上轻轻卷起捏紧，接着右手轻轻一挥，5道锋刃就将卷好的寿司均匀切成6段。照此流程反复，很快就做了120份卷寿司，小心地摆到寿司船上的外围。接着做更有逼格的握寿司，在剩下的米饭加入适量的醋，捏起一团在手中轻轻握成型，然后将鱼肉、鱼子、蟹肉、蟹黄、肉松放上，再次轻握定型，握寿司就做好了。材料的搭配完全不讲究味和香，只要抓住色之一道，握寿司就能够做到位。这玩意吃的时候又是沾酱油又是沾青芥的，除了口感什么滋味都要被掩盖，当然没有必要精心准备。但是当宇智波优将80份握寿司摆在寿司船中央，特意按照彩虹色彩排列后的视觉效果确实很高级，只是在宇智波优看来，寿司除了看起来好看，真是没有半点滋味。哦，对了，有个最大优点，省事。做好寿司船，准备好几种调口的小菜、芥末、酱油、醋，再泡好热茶，林林总总几10个盘子摆满，只用了宇智波优3刻钟的时间，再没有比寿司准备起来更快的大餐了。正如宇智波优所料，视觉感受丰盛华丽的寿司船让2个老头满意至极，他们的审美和早已弱化的味觉更适合这种视觉盛宴。其实中餐也有主打视觉的国菜盛宴，无论是百鸟朝凤还是西瓜灯笼、豆腐雕山，都是远胜霓虹金的菜色。无奈顶级大菜都是真正的艺术品，宇智波优上辈子不过是个爱好美食的小片警，根本没有那么强大的艺术细胞。面对那种顶级的艺术，他甚至连尝试都不敢，只好用简单复制就能完全实现的菜式糊弄了。宇智波优既然不喜欢寿司，当然没有好好吃一顿的想法。无所事事的他和宇智波直水成了2个老头的适应生，吃着满意的食物，享受着杰出晚辈的服侍，2个老头喝酒吹牛，越来越是兴奋，喝得开心了就会不断吹嘘自己曾经的战绩，甚至站起来唱歌跳舞刷一下。宇智波优知道熊一郎长老是故意的摆谱，信银老头有意配合，这是他们加入以宇智波优为首的小集团前最后的肆意。过了今天，大家的主次关系确定，长辈和晚辈的关系就不再重要。身为首领的宇智波优可以礼貌，但身为部下的2个老头再也不能这么放肆。酒喝了30瓶，寿司船吃的一片狼藉。宇智波雄一郎醉眼朦胧地看着宇智波优，看着他对长辈的恭敬，看他悄悄给止水塞寿司的友善，心中再也没有抗拒的念头。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将最后一口酒倒进嘴里，然后开口说道：“信银老叔，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喝杯热茶吧。”“好，有小子，撤了吧，换新茶。”宇智波信影并没有多喝，因为止水和优一左一右看着他，不允许他贪杯。宇智波雄一郎端正地跪坐着，眼神凌厉地盯着对面盘膝而坐的宇智波优，开口问道：“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在3年内当上族长？是觉得我才18岁，显得着急了？对，你这么年轻，完全等得起10年。我当然等得起，但是宇智波家族等不起，请您详解。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有惯性的，奔跑、航行、修行都是这样，政治斗争也是如此。过去的10几年，宇智波家族在3代火影的刁难下岿然不动，那是因为我们的底蕴深厚，实力强大，威名赫赫。但分裂的宇智波家族无力制止3代的搓磨，日积月累10几年下来，木叶村的人们都习惯了。木叶的村民、忍者、忍族，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习惯了被3代火影刁难，习惯了不公平的对待，习惯了被指责。在政治斗争中，人们的习惯就是惯性。强大的惯性下，我们的民生心气被磨平，财力和人力消耗，3代火影的权威却达到巅峰，双方的力量已经从敌弱我强变成了敌我相当。只要过去10几年的发展趋势形成的惯性不被扭转，未来的形势必然会变成敌强我弱。我强敌弱时，我们一步步走下坡路；敌我相当时，我们感觉到了憋屈，眼看着就要变成敌强我弱，我能不着急？宇智波优捧着茶水，继续讲述着他知道的未来。按照3代火影集团的秉性，当他们的力量比我们更加强大时，根部的攻击将会变得明目张胆。过去
宇智波的死亡发生在中忍考试中，发生在间谍袭击中，都是可以解释的，而且是合法合理的意外死亡。以后宇智波的死亡会发生在外出执行任务中，发生在自己家中，甚至发生在和根部的冲突中。听到宇智波优的讲述，宇智波雄一郎的眼神变得凌厉，他回应道：团藏一向认为强者攻击敌人不需要理由，也认为宇智波家族就是木叶的敌人。你的推断很有道理，以后我们的损失将会前所未有，我们的日子会越发艰难。但雄一郎眼神中的疑惑并没有消失，他赞同宇智波优关于未来的设想，但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宇智波优要这么急迫的，甚至是急不可耐的，不顾自身条件不成熟的强行上位。宇智波优平静地说道：我知道长老你在担心什么，你认为3年太急了。不急不行啊，宇智波家族的危险的力量强弱转折点就要到了，我怎么能不着急呢？这一下两个老头都坐不住了，他们身子前倾，瞪大眼睛紧紧地盯着宇智波优，全神贯注地听着宇智波优的讲述。而在门外，宇智波直水和三轮雅士分别坐在门的一边，此时也是各自机灵一阵，对视一眼后，他们也聚精会神地听下去。在这间房子里，反而是宇智波优最为放松，他笑着问道：两位长辈都经历过2次战争吧？你们对3代火影猿飞日斩的战争指挥能力如何评价？宇智波信隐摇头道：糊里糊涂，抓不住重点。宇智波雄一郎更直接尖锐地评价道：一塌糊涂。似乎一说到这个话题，两位老忍者吐槽的欲望就彻底打开，话匣子完全收不住。宇智波信隐说道：我是完整经历了第1次战争的，2代目虽然在收尾的时候遭到意外，但木叶村的局面可没有任何问题，和4大忍村开启的4条战线全在对方的国土上，我们更是全程压着4家猛打。猿飞日斩接任火影之后，竟然把全胜的局面打成了个不胜不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认定他在战争指挥上是白痴了。宇智波雄一郎接着说道：我是第2次忍界大战打满全场的，我们4面8方都在打，无论是哪个战场都能占据上风，但就是打不开局面，占据优势的战争就这么拖了1年又1年，到了最后所有人都感觉到累了，形势也逐渐险恶起来。好在年轻人中崛起了好几个优秀人物，我们家的富岳3代的3个弟子，还有齐木硕茂，他几乎是凭借一个人力量打垮了沙隐村，胜利才落到我们的手中。两个老头各自回味了一番，然后信隐做出了总结：2场战争都是越打越难，猿飞日斩或许适合在前线战斗，但绝对不适合在后方指挥战争。宇智波优笑道：哈哈，长辈们的意见很一致，那么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两位长辈认为木叶村的局面会如何？宇智波雄一郎脸色立马变了，他坚定地说道：我们可是木叶村，木叶村绝对是忍界第1的，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干扰才没有能够打好，胜利必然属于我们。宇智波信隐也是摸着胡子赞同道：雄一郎说的对，或许会很难，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木叶。宇智波优在狂热者面前预测木叶村可能会战败，宇智波优还没有这么傻，他立刻换了个说辞道：胜利必然属于木叶村，但木叶的损失也一定非常惊人，3代火影的权威必然遭到致命打击，他会坐不稳火影的位子。不等两个惊喜的老头说话，宇智波优抢先说道：但这不是好事。宇智波雄一郎不解地问道：为什么？猿飞日斩下台了，对村子和宇智波家族都是好事啊。宇智波优回答道：因为猿飞日斩才48岁，他还没有真正的衰老，他还不会容忍任何人和他分享权力。他突然看向宇智波雄一郎，说道：雄一郎长老，今天看起来你过去做长老并不合格，你把长老的位置交给更加年轻的宇智波吧。宇智波雄一郎先是一愣，接着就是大怒：凭什么？你个臭小咦！宇智波优顺手一摊，说道：看，不过是宇智波家族的长老职位，您就能如此激动？猿飞日斩失去的可是火影之位啊，他也就比您大2岁，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放弃木叶村的最高权力？宇智波雄一郎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颔首说道：我理解了，宇智波优你确实不错，我一直以为猿飞日斩这次再打不好，会在全村的压力下自己退位，是我想错了，但这和我们宇智波有什么关系？宇智波又挠了挠头，无奈地说道：好吧，这个逻辑确实有点绕。首先，2次战争证明猿飞日斩打不好战争，所以他会有很大的压力，以至于必须得下台。然后我刚刚证明了不到50岁的日斩会不甘心，而火影的不甘心一定会给他的继任者带来巨大的麻烦。接着，火影亲手制造的巨大麻烦绝对会为木叶村带来巨大的损失。最后，战争会带来巨大的损失，3代的不甘心又会放大木叶村的损失，这些损失怎么办？没打好是不能对外获取利益的，何况历次战争在3代火影的主持下，我们也从未得到过任何收益，不能补偿各个忍族和忍者在战争中的损失。又不肯让出自己的权利，那么他只能把目光投向村子内部。宇智波优的声音突然变得十分瘆人，在木叶村里，哪一家拥有最多的财富，干掉他可以一次吃饱，并且分一杯羹给其他忍族？哪一家的名声最不好，干掉他引发的动荡最小，至少不会立刻引起所有忍族的大暴动？哪一家的实力足够强大，干掉他足以威慑其他忍族，让知情的忍族闭嘴？宇智波雄一郎和宇智波信隐下的血轮眼都开了，两个老头的声音嘶哑，同时开口说道：是宇智波家族。门外的三轮雅士无所谓的打了个哈欠，而宇智波止水瞳孔抖动，双手死死地捂住嘴巴，才不至于惊叫出声。宇智波优垂下眼帘，小声地说道：现在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着急了吗？两个老头脸色铁青，但谁都没有说话。过了很久，宇智波雄一郎抢笑道：虽然不能确定未来是不是这么可怕，但从现在开始我会全力支持你。宇智波信隐坚定地说道：宇智波家族的荣光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断绝，绝对不能。三轮雅士蹲在宇智波优的头顶，
看着两个老头牵着止水离开，他突然问道：“他们好像不姓喵。换成我也没有这么容易相信，推理终究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而且还是概率很低的可能。”因为狸花猫就在头顶，宇智波鼬没有点头，他伸手将狸花猫垂落的尾巴攥在手里，阻止他扫过自己的鼻子。如果我不是知道结果，从结果到推出来，我也不可能把三代火影的思考逻辑想通。那可是三代火影猿飞日斩，猿飞佐助的儿子，二代火影千手飞剑的弟子，他怎么会如此不负责任？他怎么会如此冷漠的漠视宇智波家族消亡？是不是有种可能，现在也就是木叶43年的猿飞日斩都无法想象自己会在几年后做出坑害大蛇丸的事情，更是想都不会想10年后的自己会默许团藏勾结外人，将宇智波家族灭族。这就是年龄带来的变化。现在的猿飞日斩想都想不到的是，几年后他自然而然的做了，18年后的他又会后悔到想死，干脆借着弟子的手自杀，既是赎罪也是掩盖。哟，你在说什么喵？哈哈，没什么，反正有我在，很多事肯定不会发生的，你就当我是在胡言乱语好了。这一天天的，竟让喵操心，真是心累。抱歉了，所以给我做宵夜吃，我饿了喵。好啊，我也饿了。大半夜的肯定不适合大张旗鼓的捣鼓，检查一下厨房，发现还有茄子、葱、鸡蛋、鸡胸肉。于是宇智波鼬将茄子丝、葱花炒鸡蛋还有鸡丁凑在一起，简简单单的炒个杂烩臊子。然后下一桶面条，这就是绝佳的宵夜了。三轮雅士却是有些不满意，一边猛炫面条，一边嘀咕着：怪了，最近我的嘴巴变刁了喵，怎么会觉得今天的宵夜不精致喵？宇智波鼬笑而不语。自从得到了小鱼干，他们两个的饮食结构就发生了巨变。在超凡食物的刺激下，两位仙人的消化系统得以进化，对超凡食物的消化能力大增。相应的，他们的嗅觉和味觉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导致对食物的感受极为精致，对普通食物的适应能力反而衰退了不少。食不厌精，荟不厌细，不过是文人的需求。仙人对食物的要求更是无限的倾向于精致，远远超过了现代厨师的能力，甚至连宇智波鼬不用心的话，做出来的食物都不能满足三轮雅士的味觉和嗅觉需求。现在还只是变化的初期，狸花猫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变化，等到他的身体彻底的蜕变，就再也没法在外面吃饭了。当大家继续进化下去，总有一天他们会无法忍受食物上刚刚产生的腐败气味，无法入口最细微的滋味失衡。除了超凡的食物，他们对一切食物都无法产生食欲，甚至连喝水都会因为能够品尝到水中的细菌滋味，而无法产生饮用的欲望。宇智波鼬突然觉得餐风饮露也许不是仙人的浪漫，而是无奈的归宿。其实宇智波鼬他自己的进化更快，对食物的挑剔也更加的强烈，但是身体的需要是必须满足的，在找到琼浆玉液、山珍海味、灵根鲜果之前，总不能只吃小鱼干为生。好在宇智波鼬找到了赋予食物美味的新办法，那就是滋味不足，情怀来凑，故乡的味道、年轻的味道，各种各样的情感附加。面对一桶看似美味，但实际上完全没有食欲的面条，他笑嘻嘻地摸出一股朵大蒜，手指轻轻一搓，变成了一堆洁白的蒜头，随手丢一颗进嘴巴里，然后呼呼噜噜的狂炫面条。眨眼间一脸盆就下肚了，他再次嚼了几个蒜瓣，满足地叹了口气，吃面果然是要配蒜瓣子，得劲。就这样一口蒜一盆面条，臊子的滋味和蒜头的辛辣结合，激活了上辈子的深刻记忆，赋予滑嫩的面条无上的滋味。不是甜与咸的精妙搭配，也不是炒鸡蛋与盐结合的谷氨酸钠，那是故乡夏天中午的味道。这可凉冰冰的寿司味道强太多了，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其实还是差了点味道，宇智波鼬在忍界始终没有找到精界，要是能有的话，绝对是得劲的很累。凭借着情怀的加成，宇智波鼬完胜了狸花猫，他肚子吃的滚圆，也不过吃掉2盆，而铲屎官最后一根面条都没有剩下。吃饱喝足后，三轮雅士开始享受铲屎官的洗浴服务。这一次任务外出，狸花猫经历了河谷漂流，也经历了大海上的风浪，它已经彻底摆脱了对水的恐惧。再加上猫仙人的身体在进化中变得越来越美，即便毛发全湿，也不再是之前的落魄模样，而是呈现出强韧矫健的美感。所以三轮雅士已经从讨厌洗澡变成了喜欢和享受沐浴。当泡泡飘起，三轮雅士舒服地闭上了眼睛，享受铲屎官轻重恰当的揉搓。突然他开口问道：哟，你知道止水在门外偷听喵？宇智波鼬微微一愣，然后回答道：我知道，止水差几天才满4周岁，你说的会不会太多太残酷喵？我是故意的喵。宇智波鼬撇嘴道：昨天你不在，止水他一个人偷偷找过我了，我发现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年龄的限制。怎么可能喵？哎，止水的事其实是我的错，我不该忘记自己小时候在卷轴上写的胡言乱语，更不该偷懒，没有另外抄一份卷轴就交给了他。哎，该看的不该看的，止水都看到了。你是笨蛋喵，我真该死啊，亏我还嘲笑副岳组长是笨蛋，我自己也是个大笨蛋啊。是不是问题很严重喵？怎么办喵？很严重，非常更严重。止水在8岁之前，我必须得收他当弟子，带在身边细心教导，不然我真怕。怕什么喵？没什么不重要的细节，当然是怕宇智波止水这孩子三观错位，真的用别天神传播他理解错误的屠龙思想啊。至少也要教会止水知道什么是实事求是，知道世界的社会结构不一样，不能生搬硬套。三轮雅士上下打量着铲屎官，眼神中充满了疑惑。过了很久，他才犹豫地问道：哟，你不是粗心大意的人，更不是懒惰的人，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故意把旧卷轴给宇智波止水看的？哈哈哈哈！狸花猫顿时气得毛都炸开了，果然是故意的喵。宇智波鼬，你连小止水都骗，你说你过去是不是骗我了喵？宇智波鼬突然将狸花猫抱起来，
用最认真的眼神看着他，用最郑重的语气说道：“三轮雅士，我是不会害你的。”被一张大帅脸就近观看，在过去的3年，连审美也被扭曲了的三轮雅士脑子一片空白，顿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过了很久，直到第2天早上，狸花猫才突然回过味来。该死的，他说的是不会害我，他骗过我。宇智波鼬为什么要耍手段？因为他和宇智波止水的相处时间不够。塑造三观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必须要有足够多的时间相处，由三观更强大的一方向另一方侵染。宇智波止水的三观塑造必须提前，这是在结识到这个天才的时候，宇智波鼬就决定了的事情。据说到底止水没有宇智波鼬那么幸运，他的年纪和天赋决定了他必然会在6岁最多7岁的时候就会被家族和村子合力推上战场。而宇智波鼬就算是提前毕业，他也赶不上第3次人界战争的。既然宇智波止水注定要在血与火中翻滚，那就有必要提前塑造自己的三观，用强大的三观赋予他坚强的意志，并且教导他实现理想最合适的办法，以免他在战场上的思考中像历史上一样走向绝对妥协的死地。毕竟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宇智波止水已经向优坦白过他的理想，想要保护村子，想要村子和家族和睦相处。这非常符合宇智波鼬改造宇智波家族，将家族塑造成自己的第一安全巢穴，保证自己安心修炼和享受生活的想法。不是宇智波鼬太残酷，也不是他像宇智波富岳一样脑残，宇智波止水天生就是要负担很多责任的孩子。忍界对止水的恶意太强，他所面对的命运太过残酷，容不得宇智波鼬温情脉脉的教育。既然有逃不开的命运，那就让我把你教成无畏的战士，让你知道自己理想的敌人是谁，并有足够的勇气向所有的敌人挥刀。无论敌人是家族的长老、族长，甚至是3代火影、至村团藏，还是其他什么人，只要妨碍了木叶村的未来，都能挥刀斩杀的坚决。宇智波鼬在出任务前确实短暂的忽略了卷轴内的内容，但很快他就想了起来，并顺水推舟的期待自己归来时，宇智波止水会发现并且有所疑问。他的期望没有落空。昨天晚上，宇智波止水脱离了宇智波信影的视线，自己一个人找到宇智波鼬，询问了许多问题。宇智波鼬当场并没有急于回答，他只是承诺，在接下来的1个月，我会带你看在村子观察一些事情，我会讲述这些事情背后的故事，然后你来告诉我你的判断。从这一天开始，宇智波鼬和宇智波止水建立了更加隐秘的联系，成为连老头子都不知道的秘密。宇智波鼬竭尽全力地传输他的三观，尤其是对忍族之间利益关系的认识，对木叶村的村民利益的认识。宇智波止水再早熟，他也只有4岁，能够建立的三观稚嫩且脆弱。在宇智波鼬漫洒开来的教导下，一个孩子在懵懂中建立的三观，很快就被另一个庞大完备的三观碾碎，然后按照他的需要，结合木叶村、火之国、5大国、忍界的真实事件，重新粘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三观。宇智波止水距离进入忍界学校还有8个月的时间，宇智波鼬的目标是到了他入学的那一天，听到火之意志不会有丝毫的感动，反而会对笃信者产生同情和怜悯的情绪。宇智波鼬的目标是，当止水听到有人向他传播火之意志，他就会下意识地认定这人是骗子，并且因为你竟然把我当傻子而怒火中烧。如此，宇智波止水才会是宇智波鼬的，而不是3代火影的，更不是木叶村的。木叶43年的9月平平安安的过去了。忍界中大多数的人懵懵懂懂，但少数站在权力巅峰上的顶尖忍者却深感意外。比如说岩影村的3代土影大野木，以及云影村的雷影爱。在他们看来，沙影村的军备在7月份就过了损耗盈亏线，随着时间推移，沙影村的战争力量只会不断下降，如果拖的时间太长，他们甚至会不战而败了。8月份沙影村不发动战争是可以预料到的，沙影村的力量虽然开始下降，但他们更需要搜集情报，需要调动和集结忍者，需要运输战争物资。但9月份依然没有爆发战争，这就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一定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了。大野木忍不住了，他强行唤醒了大量的间谍，在不顾一切代价的情况下，沙影村的秘密终于暴露了。3代风影失踪了，神秘的强者袭击了沙影村。大野木恍然，这2个理由都非常有说服力。风影失踪，沙影村自然会陷入争权夺利的混乱，有强大的敌人袭击，更会加重混乱状态的致命程度。但大野木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沙影村出现异常，导致战争延后，岩影村也随之变得危险了。预计到沙影村会首先走，因为经济因素被迫发动战争。作为沙影村的邻居的岩影村，事先就召集了忍者大军，在边境地区摆出了防御的姿态。岩影忍者准备迎接沙影村可能的攻击，或者沙影攻击木叶后，寻找合适的战机，就地编组为攻击阵型，以最快的速度发起攻击。但8000忍者在前线等待了1个月，却没有等到战争，这就尴尬且危险了。在无所事事中消磨了30天的时间，岩影忍者的战斗意志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懈怠。因为已经摆出了防御姿态，岩影忍者大军依据地形优势各自分散，想要变为攻击姿态，首先就是要将所有的忍者召集起来。召集8000人需要时间，至少需要半天的时间。在这期间，沙影忍者完全有能力发现岩影忍者的动作，并抢在岩影完成集结前，对集结中的岩影忍者发起攻击。所以，大野木完全不敢当着沙影忍者的面转换为攻击姿态，一旦动起来，就会将无组织的软肋暴露给敌人。这就像是2战时马奇诺防线上的100多个步兵师，因为完全展开成了防御状态，被敌人区10几个装甲师看住，就真的动弹不得了。那时候，岩影忍者失去了地理优势，又没有组织优势，在遭遇敌人的时候，处处都是人数劣势，胜负不言而喻。和敌人对峙时，忍军摆下了防御阵型，就不能动了。不动能活，动就死。大野木需要的是沙影忍者主动攻击，不论进攻谁都行。沙影忍者进攻土之国，
他们必然被早有准备且善于防御的炎银忍者打崩，然后就能够从容地调整队形发起反击。沙银忍者进攻火之国，那就更好了，炎银忍者能够更加从容地调整，然后根据形势决定攻击哪一家，甚至两家一起干掉。但在明确沙隐村行动之前，这8000炎银忍者根本调不动，动就可能招来沙银忍者的攻击，继而在状态转换中被打崩。焦急等待的大野木只能硬着头皮等待，并对自己背后的云影忍者保持戒备，唯恐云影用一场突袭开启此次战争。就在大野木左右为难的时候，他想要的变化终于到了。10月2日，在沙隐村以木叶村杀害3代封印为借口，发动了对火之国的突袭，正式掀起第3次忍界大战。沙银忍者对火之国的突袭完全超乎了3代火影的预料。大家是盟友这件事当然不值得信任，更何况所谓的盟友关系是上一次战争的产物，是木叶白牙杀出来的，用沙隐村一半的生命铸造的。沙隐村但凡还有一点骄傲，只要有机会，他们理所当然会向木叶发起复仇之战，没有一个木叶忍者对烽火和平心存幻想。但双方正在联合调查神秘人物，那个自然仙人。挑衅让双方都十分的丢脸，也让2个村子暂时的同仇敌忾。和平确实是持续不了多久，至少在弄死这个神秘人物前，在如此紧迫现实的威胁下，大家都得保持克制吧。总不能有敌人在旁边觊觎，就不管不顾的开始对战。难道真不怕两虎相争？要知道，忍界是有5大国和5大忍村的，不是只有沙隐村和木叶村2家。但这是火影的想法，而不是沙隐村的想法。沙隐村如今没有一个能够统筹全局的人物。罗莎虽然登上了4代封印的宝座，但他没有自己的嫡系根底，自然成为了十全长老们的傀儡，发布最后决定的印章。实际上，进入了共和体制的沙隐村，忍者的名义被放大了，对政策的负面效果承受力下降了。其他4大忍村都还是影的独裁，他们的高层没有意识到，共和化的沙隐村在8月份和9月份的亏损影响极大，甚至于不得不忽视根本找不到的神秘人，并且确定1个月找不到就开战的最终时间。就算是神秘的自然仙人威胁极大，只要他没有明目张胆地打到沙隐村，沙隐忍者就会忽视他，并急切地向火之国开战。沙隐村的突袭在心理上达成了绝对的突然性，并一举打垮了木叶布置在中立国前线的忍军，从南北2个方向攻入了火之国。木叶村被打懵了，但对于木叶村到底是家底雄厚的最强忍村，前线数千忍者的损失很快就被2线的预备部队补上。相反的是，沙银忍者很快就乱了，他们按照各种各样的关系结合成小团体，在维持着2大战略集团的基础上开始各行其事。沙隐村缺乏统一调度的问题暴露给了整个忍界。木叶43年的木叶村有多强，近4000人的损失竟然都没有影响木叶村的生活，人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任务中心甚至依然繁忙。宇智波优依然稳稳地带领忍术与战术学习会，只是教下人们的内容涉及到了更多的中忍的知识，如何编组3人和4人小队，搜索、防御、撤退时的种种节奏变换，掌握节点。他教的这些知识，一部分来自于他在忍界的实践，一部分来自于他的上忍队长教导，但大部分却是来自于战斗民族骨子里的好战基因总结。但宇智波优重中之重的教导却是什么情况下应该撤退，什么情况下应该不顾一切的逃跑。对于这样的指导思想，被他鼓起来了心气的宇智波们如何能够接受？他们纷纷出言表达自己的不满和不解。会长，这不对吧？我们可是最强的宇智波忍者，我们是最强忍村木叶村的忍者，怎么能动不动就想着逃跑呢？宇智波优冷笑道，忍界最强忍村，最强的宇智波，有战争发生在自家国土上的最强忍村，又被自家村子折腾的最强忍族。宇智波的忍者怎么样？木叶的忍者又怎么样？你们都得活着才能保护木叶村，才能证明宇智波是最强的忍族。你们要是死了，敌人只会站在你们的尸体上，洋洋得意地宣称木叶村不过如此，宇智波家族不过如此，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一连串的质问把学习会的孩子们都说蔫了，他们垂头丧气的嗫嚅不是。宇智波优的脸色放松下来，耐心地说道，只有活着才能保护木叶，只有活着才能击败敌人，你们要是死了，木叶村和你们的家人可就没人保护了。这时候也加入了学习会的宇智波止水问道，优大哥，不完成任务的话，忍者不是会受到严厉惩罚的吗？宇智波优反问道，谁规定的？大家都这么说的，忍者手册上有说过，任务不完成就要受惩罚。一群小家伙们都愣了，对啊，这是哪里的规定？忍者手册上洋洋洒洒几10条禁令，但真没有禁止不完成任务的条款。作为一个刀头舔血的职业，要求必须完成任务是可以的，但只能说完成任务给予奖励，不完成任务没有奖励。任务无法完成，就是因为难度极大，甚至是敌人极强，哪怕是尝试，就只有死路一条。难道还有比死亡更加严厉的惩罚吗？没有哪个领导者会这么脑残，否则手下的忍者又不想死，他们必然放弃一切难度高的任务。而领导如果强行安排，不论他安排谁去，那个忍者就会立刻叛逃，没有什么好说的。上一场战争中，因为和齐木硕茂对上的死亡率太高，沙银忍者就出现了大批量的任务无人执行，逼得3代封印下令，遇到木叶白牙可以立刻放弃任务。别说惩罚了，连失败记录都不算，这才稳住了沙银忍者的军心，又继续抵抗了很长一段时间。说到齐木硕茂这个名字，就有人发出了质疑，会长，木叶白牙不就是因为放弃了关键的任务，给木叶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这才自杀的吗？不，齐木硕茂前辈自杀不是因为任务，他是因为对木叶村的失望，对理想崩塌的绝望，这才自杀的。宇智波优冷笑着问道，都说齐木硕茂前辈放弃了关键任务，给木叶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可你们知道究竟是什么任务？那可是秘密任务，我们怎么能知道？秘密任务应该是从开始到结束，除了相关人和火影，谁都不知道的秘密。
为什么齐木硕茂前辈的秘密任务连普通村民都知道？孩子们都傻眼了，所有人都知道的秘密任务很明显是存在矛盾的，还有让所有人都为之愤怒的巨大损失究竟是什么？除了齐木硕茂前辈，这个秘密任务还有别的损失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弟妹妹们，在战场之上，你们最优先的任务就是保住自己的生命，不要去挑战无法对抗的强者，他们不是你们的敌人，而是村子里的强者要对付的敌人。沙隐村的进攻虽然没只有直接影响木叶村的生活，但宇智波富岳这样的高层需要处理的事情就多了。此时，连宇智波八代的日常汇报也彻底终止，忍术与战术学星号了高层遗忘的小组织。宇智波优因此放开了胆子，开始传播大逆不道的思想和事实，使得整个学习会和家族高层离心离德，和木叶村的高层离心离德。这是他独占学习会资源，成为宇智波家族族长的必要条件。学习和聚会结束，众人自然是解散，但有几个新加入的小萝卜头需要宇智波优亲自送回去。这都是即将进入忍者学校的宇智波，也是宇智波家族的嫡系天才，都是长老聚拢在宇智波优小团体内的核心成员孩子。为首的自然是宇智波直水，然后是熊一郎长老的孙子智也，以及另外2个3、4岁的孩子。顺便说一句，宇智波熊一郎最担心和发愁的儿子是他最小的4子，也是他唯一活着的儿子。宇智波智也是他战死于任务的长子的孩子。但身为叔叔的宇智波濑户并不听老父亲的话，他坚决不肯加入学习会，他甚至看不上宇智波优，试图在生死之间领悟写轮眼。14岁的男孩恰好处于叛逆期，人增狗贤的年纪，搭配上资深下忍的力量，不但破坏力爆棚，甚至还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宇智波熊一郎还真拿他没有办法。宇智波优当时就笑着安慰道：“没关系的，等到智也觉醒写轮眼，濑户也就过了青春期，会知道事情的轻重的。”宇智波熊一郎担忧不已，可接下来是战争啊！他是我最后一个儿子了，我对他能不能熬到成熟的年期没有什么自信。战争中的忍者，生死是看运气的，就算是实力再强，也一样是要看运气。是不是在我这里学习，倒不是最重要的。宇智波优知道自己说的是屁话，战争中实力越强的忍者，能够应对的状况就越多，他们的生存率就是比实力弱的忍者高。宇智波熊一郎也知道优在用屁话安慰自己，但这样的屁话听了之后，他的心情的确是舒缓了很多。这时候可不是讲理的时候，作为一个快50岁的父亲，他需要的只是安慰。恢复理智的宇智波熊一郎对最后一儿子的生存不抱希望了，他把全部的精力转向了自己的孙子。在考虑到自己孙子的年龄和天赋，宇智波熊一郎坚决地把他送进了学习会，能够和同龄人一起学习不一样的知识，或许能够在战场上保住他的命。见这些孩子一一送回家，最后只剩下宇智波直水和他一起，这是他们2个的默契。最后的这一段路是他们交流的时间。优大哥，您最近教的东西太多了，我感觉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你能理解得了吗？我也不行，我的忍者经验为0，好多知识都不能理解。也就是说，你都记下来了？是的，那就好，记住了，在忍者学校里好好学习，是能够触类旁通的，到时候你就会体验到豁然开朗的感觉。优大哥，你也要上战场吗？直水，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因为沙隐村攻击我们的情报传来，您教的东西就突然变成实战经验为主，而且教的又多又快，我猜您是不是时间不多了？很敏锐吗，小子？时间的确是不多了，不只是我的，还有学习会里的大孩子。比起你们这些小的，我反而很担心那几个家伙，他们当了几年忍者，眼下却是没有正式职位和工作的状态，是最容易被征召的忍者。可他们之前都是在警备部打杂，甚至是在族长和长老家里当仆役，根本没有机会真刀真枪的实践。我虽然教了他们忍术和战术技巧，但时间太短了，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将知识转换成能力。优大哥，哥哥和姐姐们都会被征召，您是对战争前景不看好吗？火之国的位置位于忍界正中，还是忍界地形最平坦、没有天然地理屏障的国度，只要没有4面出击的强大忍军，就一定会遭到4面围攻的局面。沙隐村只是第一个扑上来的愣头青，后面岩隐村、云隐村和雾隐村都会向我们开战，木叶村注定要4面作战，无论多少兵力都不够。宇智波直水沉默不语，缓缓地消化宇智波优说的内容。快走到直水宅的时候，他突然开口问道：“优大哥，在你看来，木叶村最好是执行怎样的战争策略呢？”宇智波优不假思索地说道：“直水，你要记住，从来都没有最好的策略，只有最适合的策略。”宇智波优用右手竖起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也不知道想起了什么事情，竟然忍不住笑出了声。如果不考虑现实的情况，我认为木叶村应对战争的策略有上中下3策。上策当然是再出现一位初代火影那样的人物，一个人就能威慑整个忍界，谁也不敢对木叶村大声说话。就像我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宇智波优双手一摊，满是遗憾地说道：“可惜初代火影只有一位，最好的策略不适合现在的木叶村。”哈哈，您说的可太对了，这当然是最美好的奢望。千手诛间这样强大的忍者是这么好诞生的吗？那可是得集齐阿修罗之魂、千手血统、宇智波血统、因陀罗之魂，在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持之下，才会偶然诞生的独一档的强大忍者。宇智波直水听到千手诛间的名字，满脸都是向往和羡慕的神色，他艳羡又遗憾地说道：“初代火影是创造了10几年和平的忍者之神，他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这些后辈可做不到，真是愧对先辈的努力。”宇智波优举起右手的2根指头，中策是2代火影的策略，也是他在第一次忍界大战中通过实践证明非常有效的反围攻战略。不管敌人如何发动围攻，木叶村都只管集中忍者，形成绝对优势的力量，首先消灭最弱的敌人，震慑所有的敌人，然后从容的逐一击溃所有的敌人，在2年不到的时间内取得战争的胜利。宇智波直水的眼睛发光了，他兴奋地说道
二代火影的策略极好，我觉得今天的木叶村也有足够的力量执行这个策略。不行，做不到的。宇智波优摇头反对道，二代火影的中策对村子的力量要求并不高，但格外需要一位杰出的领袖，能够统领木叶忍者冲杀在前线的领袖。他必须能够凝聚人心，让所有的忍者坚信胜利属于木叶村，从而能够坚持持续的作战，直到最终彻底打崩敌人的围攻。他需要敏锐地判断战争局势变化，并在第一时间进行战术调整，以最快的速度击溃敌人。齐木寿茂前辈自杀后，木叶村就再也没有这样的领袖了。宇智波止水反驳道，为什么没有？木叶三忍的大蛇丸大人和自来也大人都是这样的领袖。宇智波优笑了，傻孩子，我说的是能力吗？啊，齐木寿茂前辈是怎么死的？你这么快就忘记了？宇智波优语气森然地说道，木叶白牙用自己的命证明，除了三代火影和志村团藏，谁敢在前线打出振奋人心的战绩，谁就是他们的敌人，谁又能不怕自己成为第二个木叶白牙？只要三代火影不上前线，只要志村团藏还是个废物，这个最适合木叶村的战争策略就没法执行。三代火影统治的政治现实决定了，木叶村只能采用下策。下策就是四面防御，在每一条战线上平均使用兵力，和所有的敌人打持久防御战，等待防守反击的时机。看着沮丧又有些不服气的止水，宇智波优笑着摸了摸他的头，说道，你还有2到3年的时间，在忍者学校学习的时候，可以看看我对战争的猜测是不是正确。我很快就会被征召到前线，成为填充防御的普通忍者。四面防御就意味着我会长年累月的待在前线，在敌人的主动进攻中苦苦的防御。所以我是真心希望村子不要采用四面防御策略的。再次给三代火影埋了个雷，宇智波优将止水送回家，然后悄然的透明消失了。刚刚将一群小孩以及止水送回家的宇智波优，是幻术塑造的幻影。在止水的心里埋雷，是宇智波优在木叶村做的主要工作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在学习会里培育自己的威望，还有锻炼幻术能力。幻术是宇智波优视为底牌的能力，重要程度还在忍术和体术之上，与神通相提并论，甚至梦想着哪一天能够单独成就幻术神通。他连这个神通的名字都取好了，就叫做镜花水月。好想有一天能够站在天上。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宇智波优抓紧每一个机会锻炼，但在幻术眼面前锻炼幻术太夸张了，学习会这个环境就是最佳的。这里有一勾玉的写轮眼，有18岁的下人，也有4岁的孩子，有真正的天才，也有普普通通的庸才。能够在这么多人面前使用幻术，才是真正的全方位锻炼幻术。当他的幻术释放和起效直到结束都能做到毫无痕迹，这才能算是大成。最妙的是，在学习会中，宇智波优能时不时的补充暗示种子，自己的幻术出现了破绽，他能够第一时间通过暗示种子得到反馈，还能迅速消除看到破绽的人的短暂记忆，最大程度的保证自己幻术能力的保密性。刚才他用幻术塑造的假人，全程毫无破绽的和止水聊天对话，并不是他在操纵，而是源自于诱导宇智波止水自己的思考。止水看到的、听到的，全都是自己大脑的活动结果，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尤其是和三勾玉写轮眼的宇智波星影交谈，幻术假人都能利用止水的思考应对自如，自始至终都没有被发现异常。直到止水远离之后，幻术假人失去了思考核心，这才无声无息的消散。今天晚上的表现让宇智波优对自己的幻术十分满意，他终于达到了需要的幻术水平，能在学习会每个孩子的心中种下幻术了。幻术白泽之心，这个幻术不需要呈现以假乱真的幻象，而是盘踞在目标的脑海中，在遇到对应的情况和环境时，将目标脑海中最佳的应对方法挑选出来，播放给他看，并催促他立刻执行。就像是一个弱化版本的系统老爷爷，幻术会庇护着学习会的孩子，让他们度过一个个危险，也不断的加深宇智波优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因为不需要呈现幻象，幻术的持续时间足以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最终宇智波优会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此时身处家中的宇智波优坐在躺椅上，他的左手拿着一杯热茶，右手拿着刚刚收到的命令书，心中一片平和。这是一份调令，自己被征召并派遣到汤之国前线，那里原本是云影和木叶对抗的战场，现在雾影村也插了进来，形成了三方混战。尽管云影村没有和木叶村宣战，但他们和雾影村已经开战，雾影村又和木叶村正式宣战，于是三方在汤之国打成一团乱麻。很多时候，雾影忍者和木叶忍者也只能先打死对方，再考虑对方究竟是谁。混战接近1个月，实力最强的木叶村渐渐取得了优势，但也成为云影和雾影联合攻击目标，忍者损失直线上升。面对前线一天3次祈求援兵的急切，三代火影终于做出了第一次征召村内忍者的决定，而宇智波家族的征召忍者大部分被派往东部。这是一个恶意满满的命令。宇智波这的忍者善于火遁和写轮眼瞳术，雾影忍者则普遍善于克制火遁的水遁和遮挡视线的雾影之术。毫无疑问，东方战场是最不适合宇智波家族的战场，可木叶村却在这里投放了3/4的宇智波忍者，包括后来止谁也是在和雾影作战中打出了瞬身止水的名头。与之相反的是，被接纳入火影系的宇智波带土却始终活跃在最适合火遁和写轮眼发挥的沙隐村战场。如果说这不是三代火影有意为之，那就是在侮辱人的智商了。随着宇智波优离开木叶村，没有了他的暗示种子做保证，学习会内部的情报会自然的扩散，这些情报可是非常惊人的。尤其是学习会在建立的1个月内，觉醒了足足31双写轮眼，除了最初的几天，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宇智波优的引导下觉醒写轮眼。这个情报一旦传开，哪怕宇智波富岳再怎么忙碌，也会被惊掉下巴，然后不顾一切的将注意力转移过来。宇智波优传授的一切都会被视若珍宝，
大负重体能训练、大量的药膳和肉类摄入、站桩凝神增强瞳力，甚至多吃肝脏补充眼睛营养的细节都会被重视。最重要的则是学习会被宇智波优分成8组，每组组内按照33原则实验改进的4-4战术编组，形成了一整套16人的战术体系，以及因此形成的严密组织性。学习会的结构造就了宇智波家族最强的群体。也许现在这些孩子的战斗力还不够，但他们的执行力绝对是无可挑剔的。宇智波富岳是打过战争的老资格忍者，他之前只是忽略了学习会的存在，没有认真的了解。只要他认真的了解，就会明白学习会有多么重要，必然会全力将它变成自己掌控，成为自己控制宇智波家族的力量核心。这也是宇智波优想要的鸠占鹊巢的机会。宇智波富岳拿下学习会后，就会发现这个组织真好用，越用越觉得顺手，自然会通过学习会实现族长权力的延伸，扩大自身的权威。只要1-2年的时间，具有极强执行力的学习会就会成为宇智波家族的权力框架。反过来将几个长老和族长都变成自身的一部分，就像官僚体系总是能够反客为主架空皇帝一样。于是谁能掌握学习会，谁就能掌握宇智波家族的情况就会出现。作为学习会的创始人，宇智波优就有了直接接管宇智波家族的能力。当然，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宇智波优在学习会中拥有着不可撼动的权威，甚至是无可取代的个人崇拜。这些东西肯定是宇智波富岳坚决反对，而且会全力清除的目标必须保持足够的隐秘，才能瞒过族长的眼睛。这就需要超凡的手段，可宇智波优没有超凡的人格魅力，他只有超凡的幻术。宇智波优可不是什么道德模范，更没有什么精神洁癖，他连自己的道侣都会施加暗示。对于认定的部下，自然是习惯性的使用幻术来建立稳固的联系。现在他已经及时的完成想要的幻术，对已经扩充到142人的学习会成员种下，并逐一清扫了表面的痕迹。就算是自己立刻离开木叶村，这1个多月的辛苦也不会白费。不仅仅是因为幻术带来的个人崇拜，更重要的是还有宇智波止水的存在。宇智波优对止水施展的是更高级的幻术，名叫理想主义重塑三观，和3代火影轩的阳火之精神是同样的存在，但在理论完善程度和精神境界高度都有质的差别。宇智波止水没有被幻术影响，但他会在学习会中得到强大的反馈，而这些反馈则因为幻术的关系带有宇智波优的鲜明印记。通过间接的方式对宇智波止水施加影响，就足以击败所有的竞争对手。接下来他会把学习会交给止水，就算是自己以后再也不能担任会长，也没有人能够窃取他的成果。族长不行，长老也不行，哪怕是3代火影也不可能做到。1个月后，宇智波优终于将8个小队长和新鲜出炉的8个副队长调教出来，让他们能够带着各自的小队进行修炼。他终于从繁重的工作中摆脱，首次在天没有黑的时候回到家里，撑开久违的躺椅，慵懒地躺了上去。宇智波优抱着一杯热茶，闻着清咸的绿茶味道，轻轻地摇晃躺椅，发出滋滋扭扭的声音，惬意地享受久违的悠闲。3轮雅士突然跳了出来，落在躺椅的一头，改变了躺椅的平衡，让宇智波优向后仰倒，差点把热茶给洒了出去。他看着宇智波优手上的文书，问道：“这就是你之前说的，你的征调命令？”“是的。”宇智波优头朝下，稳稳地喝了一口热茶。以他的身手，倒立喝水都没有问题，现在这姿势可以说是一点影响都没有。3轮雅士好奇地用爪子挠了挠茶杯冒出的热气，然后继续问道：“就像你猜的那样，去汤之国？”“对。”“好喵，你真是太厉害了喵！这不算什么，村子里的情况这么鲜明，战场局势如此明朗，我猜对不是很正常？感觉你在说我笨喵？怎么会呢？你可是3轮雅士，我最亲爱的道侣，我怎么会觉得你笨呢？喵喵的，你这么说更可疑了喵。”宇智波优无话可说，赶紧拿起小鱼竿堵上狸花猫的嘴巴，然后一个挺身倒转站立起来，将被躺椅翘飞的狸花猫抱上肩头。他打开房门走出去，看着天上舒朗的星空，笑着说道：“总之，忙碌的日子终于可以告一段落，我们去汤之国耍着玩，听说那里的温泉非常棒。”战场对于大多数的忍者来说就是绞肉机，但对于明白自己几斤几两的宇智波优来说，以中忍身份加入战场，那是真没有什么危险。就算是倒霉的遇到3代雷影、3代风影，又或者他们家的人柱力，对于宇智波优来说也算不上什么风险。或许是打不过的，但绝对没有生命风险。打不过还能跑不掉吗？3轮雅士自从3年前和宇智波优签订契约，从来没有和自己的铲屎官如此长时间的分离，因此他的抱怨难免多了一些。你总算是忙完了喵，过去的1个月简直都不像是宇智波优了，从天不亮就去工作，甚至要一直忙到凌晨才回来。木叶村还是比猫城堡复杂，忍者也比忍猫难以相处。我想把木叶村当做自己最安全的家，工作量确实是比较大。那你都做完了喵？哪有那么容易？现在只能暂时的休息，未来等我做了族长，至少要忙碌5、6年才能全都甩给止水。真是麻烦喵，就不能放弃木叶村喵？你跟我一起去猫城堡也好，堰塞湖也好，或者另外找个地方也好，不就不用忙了喵？宇智波优刮了小猫的鼻子，笑着说道：“现在可是忍者的时代，怎么能随便离开最强的忍者村木叶村呢？3大圣地和金刚元祖隐藏的那么好，不也千方百计的和木叶村扯上关系？你以为他们能从木叶村得到什么好处吗？”“确实是喵，你说蛤蟆、大蛇、阔鱼还有猴子，他们从来不要钱，也很少需要物资哟。你说他们想要什么喵？这我可不知道，不过我猜他们要的就是安全。安全喵？就是安全。你看连尾兽这么危险的家伙，明明也是藏在无人的山林大海中，就是因为有用，就全都被人类的忍者逮住，封印起来做了人柱力。通灵诸族能不担心被忍者找上门，然后全族沦为奴隶吗？做了通灵忍族就能安全了？反正目前看到的通灵诸族不是都活得挺好吗？
而且实力越差的依附性就越强。你看人犬一族，干脆就和犬种一族混居，而尸骨灵的阔于仙人就显得很是孤傲，对待契约者也是爱答不理的，隔10几年才增加一个契约者，保持联系就算到位了。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对安全有需求，才会和忍者建立或紧密或疏远的联系。我们猫城堡也是喵，难道不是吗？那还有别的原因喵？别的原因我不好说，也许还和气运有关吧。气运？那是什么喵？就是人的运气，有些人做什么都能成功，有些人做什么都会失败。在很多古老的神话故事中，高高在上的神仙都得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气运，否则以他们的实力，也难免在连续的走下坡路后憋屈的陨落。你这是从哪里听来的神话喵？神明不都是高高在上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可厉害了喵！可是妙木山的大蛤蟆仙人曾经亲自下场，让卯之女神从神坛跌落，成为月亮上的封印物。真的有这样的事喵？你的能力不只是预知喵？哪有这么离谱的能力？总之，气运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可不想天天出门踩狗屎，回家喝水呛喉咙，这样的日子过得得有多么糟心啊！喵，我也不想。沉默了很久，三轮雅士突然动了。狸花猫踩着肩膀，两只前爪落到宇智波鼬的脑袋上。他站起来看向天上的星光，但嘴里却在说：上次我们在南海急匆匆的完成任务就回来了，最后就吃了一次鳗鱼丸子，不过瘾喵。宇智波鼬此时正沉浸在幽静的星空之中，对于三轮雅士的问题满不在乎的说道：那就去海边吃海鲜。我们去哪里的海边吃海鲜喵？汤之国也是临海的国家，我们可以找机会去海边吃海鲜。海鲜还是要吃生猛的家伙。好的喵，这次可是要带上充足的东西了。放心好了，我们这次在汤之国可能要待上1年，有足够多的时间慢慢享受。我会把所有能够带的东西都带上。哟啊，怎么了？我们是去战场，结果既不准备忍具，也不准备起爆符，会不会太不认真严肃喵？不会，以我现在的实力，上忍不说是随手弄死，但想杀就能杀掉。在村子里不闹事，只是我想要的更多，所以有很多的顾虑罢了。村子外面能够让我顾虑的事可不多，百无禁忌下的我能放开手脚，真不需要苦无或起爆符这些玩具。而且现在是战争初期，5大忍村都讲究什么引不清出，我们在前线不会遇到危险的敌人，不管什么任务都是轻松搞定，所以只管安心的享受就是。宇智波鼬对征召毫不在意，甚至觉得这是摆脱繁重工作的休假机会。但在宇智波信影和宇智波雄一郎看来，这是3代火影要抽宇智波家族的根啊！别人不清楚，可他们这几个深度参与的人却知道，学习会已经诞生了31双血轮眼，这不但是接近1/4的会员，而且最小的开眼者15岁，比他更大的宇智波下忍只有17个人未开眼。这说明在这个年龄以上，觉醒的概率超过了60%，并且剩下的下忍依然有很大的机会开眼。也就是说，学习会的这套修炼方法对开眼的帮助完全是逆天的存在。这种时候怎么能让宇智波鼬被调走呢？必须要宇智波富岳拒绝这次的调令，宇智波鼬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他们无法相信宇智波鼬所说的，就算知道他是关系到家族兴衰的关键人物，富岳还是不能顶住3代火影的压力，甚至会将自己的情报主动泄露给3代。宇智波鼬知道不能说服2个老头，于是只能摆手道：随便你们了，就算以我承担更大的风险为代价，换取你们真正了解富岳的秉性吧。这点风险我还是能够承受得起。你们说什么？宇智波富岳忽地站起来，声音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惊讶、恼火、愤怒。他尽量地压低了声音：31双血轮眼。宇智波雄一郎点头说道：是的，31双血轮眼都是在忍术与战术学习会中的孩子里觉醒的。宇智波富岳再也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来回的走动，然后伸手指着自己也不知道是哪里的方向，急切地说道：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我现在就要去看看。半个小时后，宇智波富岳在神社训练场看到了整整齐齐的128名下人，以及另外列队的7名小萝卜头。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是8位队长，队伍最后面的是8位副队长。按照组长的命令，他们开启了红色的血轮眼。除了正副16位队长，另外还有15名队员也觉醒了血轮眼。所有开眼的成员在队长的命令下，迅速地更换到队伍的最前列。整整31双血轮眼就在宇智波富岳的面前转动，他的心脏几乎都要跳出去了。这是以前1年都不一定会有的收获，而且是诞生在素质最差的那一批下忍中。如果学习会能够将所有的年轻宇智波都吸纳进来，那些素质更高的下忍必然会大批量的开眼。宇智波家族兴旺在即了。富岳兴奋的无以复加，他手舞足蹈的连连转圈，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好了。这怎么能够叫忍术与战术学习会呢？应该叫做血轮眼觉醒会啊！不行，这样起名，您考虑过3代火影的感受吗？啊，对，是我太兴奋了，确实不能这么叫。现在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立刻去做。啊对，雄一郎长老提醒的太及时了，我马上将体能训练纪要、药膳、子还有站桩法统统封存起来。不对，体能锻炼纪要和站桩法都要传播出去的，只有药膳方子才能保密，那就把这个封存起来。我要把它写成密写卷轴，封印在神社。对，我马上安排人去做。看着他喋喋不休地说着这些细节的事情，宇智波信影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上前一把抓住了富岳，对着他大吼道：这些都不重要，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去见火影，必须要让3代火影撤回他发布的一道征召命令。忍术与战术学习会的会长宇智波鼬，他绝对不能去前线，绝对不能。宇智波信影老头身体恢复健康后，身体越发的健壮，声音越发的洪亮，但缺损的牙齿却没法长出来，说话的时候口水就控制不住。在这么近的距离对着富岳大吼的结果，就是喷了他一脸的唾沫星子。
让这个充满了贵族范的宇智波尴尬不已。宇智波雄一郎从怀里拿出一份密写卷轴，塞到了宇智波富岳的手里，然后说道：“这些细节小事就不用您操心了，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但保住宇智波优的事情才是大事，而且是迫在眉睫的紧急大事。您身为族长，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解决问题，否则夜长梦多，容易出事。”在两位老头的夹击下，宇智波富岳很快从过度的兴奋中挣脱出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接过密写卷轴，将卷轴收藏好。富岳这才说道：“我这就去找三代火影大人，一个中忍的调令而已，很快就能解决，拜托您了。”心情振奋又兴冲冲的宇智波富岳快速的离去，宇智波信影和宇智波雄一郎却陷入了沉默。此时，信影老头却觉得没有把握了，他犹豫地问道：“你说我们这次做的对吗？”宇智波雄一郎也有些犹豫，但很快他就坚定地说道：“总得试一试吧，只要有一点机会，我们就不能放任宇智波优被送到前线，他可是我们这个小集团的主心骨。”另一个清朗的声音突然插嘴道：“我倒是觉得宇智波优说的对，你们这次做的不对，宇智波富岳很有可能办不成事，反而把优暴露在三代面前。”宇智波雄一郎转头看过去，却是和自己具有相同立场的中立派长老。他惊讶地问道：“龙之介，你什么时候来的？从你们邀请我去说服富岳的时候，我就直接来到了这里等你们了。”龙之介先对信影行了一礼，开口说道：“感谢您将我拉到优阵营，我终于找到了足以献出生命的主君。你已经决定加入我们了？”“是的，虽然还没有亲眼见到宇智波优，但我已经相信他是最适合的救难族长，是上天垂怜我宇智波家族才降下来的救星。以后宇智波优但有需要，我宇智波龙之介万死不辞。”他深深的鞠躬，另外两个老头也赶紧躬身还礼。这一下虽然宇智波优不在现场，但以他为首的阵营算是又吸收了一位重量级的成员。礼毕，龙之介问道：“优首领有没有说过，如果事有不协，应该如何应对？”雄一郎点头说道：“有，他让我召集族会，将这件事公开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富岳族长的所作所为，并且在会上要询问清楚他究竟是如何考虑的。”龙之介连连点头，大声的赞道：“很好，非常恰当的想法。既然损失已经无可挽回，那就要最大限度的发挥出作用。雄一郎，你现在就可以去召集族会了，就以你的长老名义。这么急？你竟然不打算等一等族长交涉的结果吗？”“没有必要等待，我们现在是优阵营的长老了。宇智波富岳虽然还是族长，但那是在面对外人的时候，在家族内部他就是我们的敌人，不用考虑给他留面子。而且我相信优首领的判断，他虽然年轻，但睿智聪慧让人心折。他既然判断不会成功，我们就要相信他的判断。”宇智波雄一郎看着自己的堂兄弟，满脸都是诧异的神色，最后他不发一言的离开了，前往宇智波族地。宇智波信影问道：“龙之介，你认为我们在族会上要做到什么程度？”宇智波龙之介眼神坚定，坦然地说道：“我也不知道，信影老叔，你是了解我的，我可没有雄一郎那么聪明。要我说，我们就按照优首领的方案执行，具体做到什么程度，就让雄一郎来判断，他比我聪明的多了。好，在优小子不能公开站出来的时候，就让雄一郎顶在前面，你暂时也不要公开的和我们两个老头子站在一起，现在还需要时间发展，等待这些孩子成长起来。”“我明白了，信影老叔，我会像以前那样，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宇智波富岳兴冲冲的快步走向自己的家，他要召集人手，带上相应的文件和证件，走正式流程去见火影。但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行踪和情绪都落在了根部忍者的眼中，并作为紧急情报迅速传递到了志村团藏的手中。他瞪着仅存的一只眼睛，阴森森地说道：“宇智波富岳竟然这么兴奋，宇智波家族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好事。”“丁在，你立刻去唤醒夜宵，我要知道宇智波家族发生了什么事。记住，这次是不惜代价。”“是。”“山中在，你带几个人在宇智波族地和火影大楼之间布控，如果宇智波富岳去往火影大楼，你就以暗部的名义拦截，务必为我获得情报和决策争取时间。”“是。”埋首于文件堆的猿飞日展听到那独特又熟悉的走路声音，就知道是志村团藏来了。他微微地叹了口气，这个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只要是主动来找自己，就一定会带来新的麻烦。有些麻烦是外来的威胁，有些麻烦是村子内的矛盾激化，但越来越多的麻烦是志村团藏搞事不成功，捅出来大大小小的篓子，找自己来擦屁股的。猿飞日展点燃烟袋，深深地吸了一口后，叹息着期盼团藏这次惹出来的麻烦不要太大。和他事先预料的不同，志村团藏这一次没有带来麻烦，而是带来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情报。听完团藏主要是猜测和推论的报告，猿飞日展陷入了沉思。许久之后，他抬起头来问道：“你是说我这次发布的征召令无意中捞到了宇智波家族的关键人物？”志村团藏点头回答道：“没错，就是这个叫做宇智波优的中人。”猿飞日展疑惑地说道：“这没有道理啊，这份名单我事先是通报到了的，每一个忍族都没有遗漏。如果这个宇智波优真的对宇智波家族这么重要的话，富岳肯定会提前和我打招呼，早就将他从名单中剔除，不应该现在才来找我修改名单。按照常理，的确是不应该。”志村团藏也觉得老同学说的很有道理，他苦恼地思索着，尝试地问道：“日展，你发出去的通告中是在什么地方提到宇智波优这个名字的呢？我需要查一查，之前这个宇智波优毫无名字，我对他没有一点印象。”猿飞日展叼着烟斗在办公桌上面翻找起来，几天内发出的火影命令副本都在三代火影的桌子上，他根据日期翻找，很快就找到了宇智波优。找到了，就在名单上。猿飞日展在命令附属的文书中，在名单列表中找到了宇智波优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处于第3行，这是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但凡看过这个名单就能够注意到这个名字。三代火影若有所思地看着名单，
虽然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但嘴角微微的勾了起来，证明火影阁下的心情很好。志村团藏呵呵冷笑起来，好啊，这个位置的名字都没有记住，说明宇智波富岳此前并不知道宇智波鼬的重要性。好，真好。袁飞日斩没有应和志村团藏的话，但他眼中流露出的却是极为复杂的情绪，甚至流露出一丝丝杀气。志村团藏一看就知道老同学在想什么，他对于现在的结果非常满意，于是不再在这里耽搁时间。他拿起拐杖，跺跺地离开了火影办公室。在出门的时候，回头对三代火影说道：“我让宇智波富岳进来，你跟他说吧，一定要让宇智波鼬离开村子。后面我自然会在外面处理掉他，不会让他威胁到木叶村的安全。这种对宇智波家族来说很重要的，但富岳其实不太在意的人，就应该尽量的清除干净。”袁飞日斩等到自己听不到志村团藏的脚步声，这才轻轻的松了口气。富岳，不要怪我，这都是为了木叶村啊。事先得到了情报，有准备的袁飞日斩轻松的拿捏了宇智波富岳。火影的权威不容受损，宇智波当家的威严不应该如此脆弱。忍者也是必须遵守纪律的战斗部队，种种大道理砸得富岳眼冒金星，张口结舌。昏头胀脑的宇智波富岳为了强调宇智波鼬的重要性，竟然将自己为什么保护宇智波鼬的理由说给了三代火影，包括31双血轮眼，包括鼬在18岁的时候就拥有3勾玉血轮眼。三代火影的笑容变得更加亲和灿烂，他甚至拍了拍宇智波富岳的肩膀，开心地说道：“宇智波鼬竟然在18岁就已经觉醒了3勾玉血轮眼，真是了不起的天才！拥有3勾玉血轮眼的宇智波家族忍者，每一个都是木叶村精英上忍。宇智波鼬只要积累几年的经验，村子里的上忍班就会增加一位可靠而强大的成员。木叶村越来越壮大了，这样挺好，非常好啊！富岳啊，宇智波鼬迫切的需要历练，去前线才是最适合的选择。只有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他才能尽快的成长起来。而且宇智波鼬的实力这么强大，你完全不用担心的，他在前线的安全是非常有保障的。”宇智波富岳此时已经被说得哑口无言，但想到杏影老头的话，他还是忍不住尝试着辩解道：“可是。”三代日斩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头，抢先说道：“我知道你想说宇智波家族的学习会需要他，但你想象难道真的离不开他吗？他去了前线，这个学习会就要停止运转了。”富岳小声地回答道：“这倒也不是。”袁飞日斩接着说道：“所以吗？宇智波鼬这么年轻的忍者，不让他去前线发光发热，岂不是严重的限制了孩子发展，将来会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让他在前线积攒几年经验和功勋，到时候名声大噪的宇智波鼬回来，岂不是最好的下一任族长？”三代火影的挑拨做得顺理成章，他甚至拿自己举例，宇智波家族也算是后继有人了，可比我这个老头子幸运得多，不论是袁飞家族还是火影继承人，都没有合适的人选啊。说实话，袁飞日斩提及继承人的时候，宇智波富岳的内心就是咯噔一下，想要将宇智波鼬保下来的心思瞬间就淡了。宇智波家族的继承人，下一任族长，他宇智波富岳今年才28岁，怎么就需要继承人了？富岳觉得，就算是需要下一位族长的继承人，那也应该是自己的儿子宇智波鼬，他绝对确定又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等到自己50岁体力衰退的时候，正好把宇智波家族交给22岁的鼬，这才叫继承。一个只比自己小了10岁的忍者，这算什么继承？这是下课上。接下来，宇智波富岳没有丝毫辩论的心思了，他顺着三代火影的胡扯应付了几句，然后就匆匆的告辞离开了，甚至连补偿的条件都忘了提。等到宇智波富岳离开，袁飞日斩的笑容就彻底消失了。志村团藏也不知不觉的从隔壁摸了进来，看到自己的老同学，袁飞日斩冷声说道：“团藏，这件事是你的错。”志村团藏赶紧解释起来：“的确是我的错，最近我的注意力都在风之国和川之国，难免有些放松了对宇智波家族的监控。这个宇智波鼬建立什么学习会的这段时间，团藏你的确是非常忙碌，而且也不在木叶村，不能算是你的责任。”袁飞日斩的语气严厉起来，声音也大了不少，但他已经开启了3勾玉血轮眼，这不可能是最近1个月的事情，可你给我的资料中甚至没有明确他是否开眼了。听到这个情报，志村团藏大惊失色，甚至脱口出道：“什么？宇智波鼬竟然觉醒了3勾玉血轮眼，连这么重要的情报都不知道，你究竟能不能监控好宇智波家族？”袁飞日斩用审视的眼光上下扫视团藏，嘴巴里的 CPU 随口就给他安排上了：“如果你做不好情报工作，就把根部给我交出来，我另外挑选合适的部长。”听到三代火影威胁要夺走根部，已经将半生心血注入其中的志村团藏怒了，但他也怕了。他知道此时此刻的自己根本不具备对抗三代火影的能力，于是立刻将怒火吞咽下去，拄着拐杖认真的鞠躬行礼：“对不起，日斩，我知道错了。”团藏大声的立下了军令状，在回来之前，我已经加强了对宇智波家族的监控，尤其是对宇智波鼬的情报收集，我保证不会有下一个被遗漏的。三代火影对老同学的态度很满意，他立刻转换口气，开始安抚志村团藏：“团藏，你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你我合作才能把木叶村保护好，你可不能让我失望，我一个人是做不好火影的，我会努力的，日斩，我保证。”对外情报不能放松，但对内的监控更加重要，任何强大的村子都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所以你要首先保证对内的控制，以后千万不能再有这样重要情报的疏漏了。不要再说了，我会把事情做好的，你就等着结果吧。志村团藏被说得急了眼，面带怒容的摔门而去，他气冲冲地离开了火影大楼，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把宇智波家族监控得死死的，让袁飞日斩闭嘴。对了，还有那个叫做宇智波鼬的混账，他死定了。虽然他有了3勾玉血轮眼，但之前他在木叶村做了6年巡逻忍者，能有多少战斗经验？而且
宇智波家族的血轮眼每一次觉醒都发生在遭遇重大的心理打击时，宇智波优一定是在上个月完成的任务中遭遇了什么事情，这才觉醒的三勾玉血轮眼。也就是说，他觉醒的时间很短，实力肯定还是很有限的，根本完全有实力围杀他。志村团藏的脚步突然停了下来，他想到了一个问题，就算是三勾玉是最近觉醒的，那么之前开眼和晋升两勾玉呢？6年的巡逻时间不可能，只能是在最初2年在任务小队中觉醒的，也就是说14岁的宇智波优就是两勾玉了。宇智波优竟然隐瞒了整整6年，直到觉醒三勾玉血轮眼才冒头，真是个阴险狡诈到了极点的家伙。志村团藏喃喃自语道，为了木叶村不能让宇智波优活下去了，必须尽快杀掉他，不然这么阴险的家伙就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对，他就是木叶村的心腹大患，必须杀了他。志村团藏的脚步更快了，急切地赶往根部，他要抓紧时间安排围杀计划。就在团藏越走越远的时候，3代火影员飞日斩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火影办公室的阳台上，他抽着烟斗对向他敬礼。路人和忍者挥手示意，眼睛却紧紧地盯着志村团藏，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我可没有说过任何杀死宇智波优的话，一切行为都是你的自作主张，希望你做得干净利落，这样我就很容易帮你说话了。深夜，宇智波雄一郎以长老的身份召开了紧急的族会，宇智波优首次参加这个三勾玉血轮眼们的聚会，他也是在场的唯一一个非上忍的宇智波。聚会一开始，宇智波信影就将宇智波优介绍给全族的上忍，听到宇智波优才18岁就觉醒了三勾玉血轮眼，上忍们都很意外，同时也都很开心。上忍们的心情很不错，但会场中的气氛却非常诡异。组会召集人宇智波雄一郎坐在中央，面色沉凝地等待着族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吓得上忍们一个个都不敢说话，彼此之间只敢交换眼神。此时，姗姗来迟的宇智波富岳就在门外，他缩在一处阴影中，面色古怪地扭曲着。如果有可能，他是真不想进入这个会议室。自从和3代火影交涉后，宇智波富岳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族长继承权上，他整个下午都在思考该如何安抚宇智波雄一郎和宇智波信影。就在他为此苦恼的时候，却有忍者通知他，雄一郎长老召开紧急的族会。宇智波富岳做贼心虚，心一下子就乱了。他知道宇智波雄一郎是为什么召开族会，但他实在想不出来该如何解释。说服一个人和说服一群人是完全不同的，很多在利益角度上对个人很有说服力的说辞，说给整个家族的上忍时，就会显得非常拙劣且道德败坏。因此，宇智波富岳虽然很早就到了，却迟迟不能迈出进入会议室的最后一步。虽然他心里知道自己拖的时间越长，事情就会越糟糕，但他的性格就是特别容易犹豫，尤其是在面临两难选择时，他总是选择第3种，那就是什么都不做，将主动权拱手让出，等待敌人或命运的决定。宇智波优来的路上就对雄一郎说道，我觉得以族长肉唧唧的性格，他会到会议室外却迟迟不进入，导致族会不能正常开始。宇智波信影目瞪狗呆地问道，不至于吧，富岳要是不进会场，难道不是显得他心虚吗？宇智波雄一郎却觉得大大不妙，他为难地看向宇智波优，说道，不得不说，他要是真的拉下脸不到场，我召集族会的事情还真是白费劲了。如果他没有说服3代火影改命令，你明天就必须要出发，也就是说过了今天，你就无法出现在族会上，我再提起你的事情，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宇智波优听得哈哈大笑，哈哈，雄一郎长老您别担心，族长没有那么厉害，不然他一定能够说服3代火影，我们宇智波家族又岂能是现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到时候您要是等得不耐烦了，就可以大声的咋呼一下，我认定族长就会因为您高呼他的名字而拉不下脸，就会自己主动的进入会场了。宇智波雄一郎想着优的断言，随着族会开始的时间过去，他心中的犹豫越来越微弱，怒火则越来越旺盛。终于，他的理智被怒火烧光。宇智波雄一郎暴喝，宇智波富岳，你身为族长，鬼鬼祟祟的躲在外面，像什么样子？还不进来！呼啦，会议室的纸拉门被拉开了，宇智波富岳脸色阴沉地走进会议室，在所有人诡异而惊奇的注视下，他又是后悔又是委屈地走到自己的座位，默不作声地坐了下去。宇智波家族的上人们这下子是真的惊到了，他们第一次见识到年轻族长的破防竟然是如此的狼狈，如此的软弱不堪。这些宇智波家族的上人都是精英，他们都是2场战争的幸存者，未来在第3次忍界战争中，他们绝大多数都战死在雾影、云影和岩影的战斗中。和15年后的那一批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三勾玉上忍不同，这些真正的中间忍者的骄傲建立在大规模的杀戮上，一个个自信坚强，对于长老和族长都没有迷信的情绪。他们不但大部分都是无组织的中立派，就算是归于某个长老的势力，上忍依然有自己的独立性，不会任由长老全权代言自己的主张。这些上忍的存在制衡了长老的势力，给予了宇智波富岳相当大的权力空间，没有像4代风影那样成为有名无实的傀儡族长。但任何好处都不是绝对的，当宇智波富岳在宇智波优的设计下露怯，上忍们自然会在心里重新评估这个族长的能力和地位。宇智波雄一郎此时肺都要气炸了，他按照优的想法大吼一声，竟然真的把富岳喊出来了。富岳竟然自己跳进了最不利的状况中。雄一郎明明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此次族会已经提前大获全胜，但他心里却并不高兴，反而怒火中烧到难以自持。我真是该死啊！当初选族长时，投票选宇智波富岳这个蠢货的笨蛋中，也有我的一票啊！当时怎么就没有看出来他是个蠢货呢？宇智波雄一郎深吸一口气，强压下恼火和后悔的情绪，他大声地说道：“族长，你迟到了，我们时间紧张，就不说废话了。我就问一个问题，宇智波优的调令有没有取消？”
宇智波富岳张口结舌，我……熊一郎毫不给面子的继续说道，那就是没有取消，请族长大人解释一下，为什么三代火影执意要宇智波鼬上战场？宇智波富岳被逼到这个地步，实在想不出来能够公开讲述的理由，感觉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下意识的用三代火影的话来解释，火影的命令已经明发了，我在知道宇智波鼬的重要之前，也签字同意了，这已经是正式的命令。撤销这样的正式命令，对火影的权威不利。在战争时期，我们宇智波不能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宇智波雄一郎气得暴跳如雷，他大声地质问道：“谁要三代火影撤销正式命令了？”遭到沙隐村袭击后，战争爆发已经1个月了。在这段时间内，三代火影不止一次发布补充命令，都是针对之前的命令进行微调和补充。我记得这些补充命令中，至少有一半都是召回各个忍族或者某个部门的关键忍者。凭什么到我宇智波家族就是要撤销整个命令了？宇智波富岳张口结舌，完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能说他当时被三代火影牵着鼻子走，根本就没有想起来这一点吗？趁着宇智波富岳发呆，宇智波雄一郎突然问出了带有致命陷阱的问题：三代火影难道不知道宇智波鼬是关系到宇智波家族未来的重要成员吗？心慌意乱中，宇智波富岳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三代火影是知道的，我都告诉他了。宇智波鼬觉醒了3勾玉血轮眼，还有教导出31双血轮眼的功劳。宇智波富岳再也说不下去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上人都在震惊中开启了3勾玉血轮眼，他们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紧紧地盯着富岳。在众人的逼视之下，宇智波富岳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下的最大错误不是没有让三代火影改命令，而是不应该将宇智波鼬的情报泄露出去。此时宇智波家族和火影一系还没有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宇智波忍者对火影和团藏的戒心没有那么夸张，但泄露下属忍者的情报给其他人，这就是在扩散这个忍者的情报，是对这个忍者的致命威胁。这一点尤其是高位者的大忌。身为族长竟然拿族人的情报换取利益，这样谁还敢信任你，将自己的情报分享给你？身为族长却不能掌握族人的详细情报，他凭什么安排族人的工作？凭什么居中调节族人之间的分歧？而且宇智波富岳是白白的将宇智波鼬的情报告诉了火影，却没有换到该有的利益，这就等于是出卖族人。宇智波富岳，你究竟是如此的无能，还是心怀叵测呢？关于宇智波鼬的情报，在场的上忍和长老也都是不知道的。听到熊一郎长老质问族长的对话，他们都惊呆了。上忍和长老们很快就反应过来，教导出31双血轮眼。是谁？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宇智波鼬？忍术和战术学习会中那些各不成器的下人。忽然之间，抽泣声响成一片，所有人的3勾玉血轮眼突然转移目标，集中到了宇智波鼬的身上。几乎所有宇智波上忍的心里都在想，这怎么可能？31双血轮眼啊，代表着宇智波家族的血轮眼突然增加了1/10，这可不是能够忽视的力量。能够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增加这么多力量，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宇智波雄一郎拍拍手，大声地说道：这件事是真的，我已经亲眼看到了31名在1个月内开眼的下人，他们的进步很大。宇智波信银也大声地说道：作为学习会的倡议者，我也可以证明族长和雄一郎长老说的是真的。哗！宇智波们兴奋起来了，他们激动地相互讨论起来，想象着该怎么利用学习会的力量，帮助更多的族人觉醒血轮眼。竟然有这样的事，真是太好了！我要把我的蠢货儿子送进去，要是能够开眼，那就真的是太好了。不知道外孙能不能进入了，他也有我们宇智波的血统，要是能够开眼，我就别无所求了。忍术与战术学习会是宇智波家族的组织，让外姓人进入是不是不太好？哎呀，我的外孙虽然是外姓，但不是外人啊，只要能够开眼，不就是咱们宇智波家族的人了？你说的有道理啊。渐渐的，所有的话开始集中成一句话：宇智波家族要复兴了。没有人给宇智波富岳面子，甚至不时有人用自己的瞳力挑衅他，让族长大人浑身不自在，气势不断的低落。就在人群中，宇智波雄一郎和宇智波龙之介使了个眼色，又和宇智波信影点点头。他觉得今天上人们的情绪很到位了，似乎是个将宇智波富岳拉下马的机会。就在雄一郎想要站起来的时候，龙之介、信影的耳边传来一声宏大的钟声，那声音恢宏而悠远，震慑的3位老年宇智波动弹不得。他们都注意到自己身边的宇智波上人完全不受钟声的影响，依然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什么，只有自己听到的钟声是幻术。真是奇怪啊，什么时候发动的？怎么针对我的？凭什么我会中幻术？就在他们惊讶万分的时候，宇智波鼬的身影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向他们摇了摇头，说道：现在不是岛富岳族长的时候，请3位保持沉默。有什么疑问可以问我，请放心，别人听不到我们在幻术中的对话。宇智波雄一郎着急地说道：为什么今天不能推倒宇智波富岳？宇智波鼬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笑着打趣道：雄一郎长老，一直以来您都是以谨慎多疑著称的，怎么今天这么着急呢？今天的确是有机会罢黜富岳族长的权位，但这是毫无意义且有害的。现在的宇智波家族没有一个能够替代富岳，担当起宇智波家族族长，并且得到大多数族人认同的人。宇智波鼬伸手制止了宇智波雄一郎的发言，强调地说道：请注意，我也是不够格的。首先，我的名声刚刚开始传播开，尚未深入族人的内心，形成理所当然的认可。其次，学习会的成员还没有成长起来，不能成为我在家族中的支撑，我可不想成为高高在上的傀儡族长。最后，我对宇智波富岳族长的实力拿不准，也许我们可以小看他的脑子，但我们不能小看他的实力。信银老头迟疑地说道：你的意思是说？宇智波鼬神情肃穆地说道：我怀疑富岳族长觉醒了万花筒血轮眼。宇智波雄一郎瞪大了眼睛，不可能吧？如果宇智波富岳觉醒了万花筒，为什么他不亮出来，有了决定性的力量镇压，
不知道能解决多少问题。谁知道呢？宇智波鼬也是不明所以，他说道：“族长的瞳术可能很特殊，大幅度的改变了他的性格，让曾经的凶眼变成了现在的肉唧唧。但万花筒就是万花筒，只要一亮出来，就是我们无法抵抗的底牌。至少在宇智波家族内部，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抵抗一位万花筒的，除非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我们中也有一双万花筒写轮眼作为底牌。几年后，双方的底牌相互抵消，我们又能在所有层面都具有优势的话，更换宇智波副月的族长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熊一郎深呼吸了几次，依然不甘心地说道：“也许副月没有觉醒万花筒，毕竟从宇智波斑和宇智波全奈之后，宇智波家族已经很久没有万花筒了，他副月凭什么就能？”宇智波鼬打断了熊一郎的话，他坚决地说道：“熊一郎长老，你的猜测也是有可能的，但我们不能冒险。我要求诸位谨记，我们推翻宇智波副月族长，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和利益，而是为了家族的延续和复兴。万花筒写轮眼的力量太过极端，即便是只有一点可能，我们的冒险就可能会毁掉家族复兴的希望。这几年将家族交给宇智波副月族长，等到我们的力量充足，平稳地接过家族大任，才是对家族最好的策略。”感受到了宇智波鼬的坚定信念，宇智波雄一郎和宇智波信影闭嘴不言，但内心却更加的认可宇智波鼬。就在他们两个默默消化自身的激动情绪时，宇智波龙之介突然说道：“我相信鼬大人的判断，谨遵您的命令。”另外两个老头赶紧附和着表达了服从。宇智波鼬开心地说道：“很好，那今天我们就放过族长大人，但族长大人的补偿必须要给的足足的。雄一郎长老，请你出面，要求副月族长为我收集黑暗行之术、飞雷神之术、绘图转生之术、影分身之术和多重影分身之术。”熊一郎惊讶地说道：“除了影分身之术，全都是千手飞剑开发的禁术。”宇智波鼬确认道：“对的，我有用。”星影老头笑着打趣道：“宇智波的未来领袖怎么能学千手的禁术？我们宇智波也有很强的禁术啊。”宇智波鼬笑了起来：“您在开玩笑的时候说过我是宇智波家的飞奸，哈哈，作为宇智波飞奸，研究敌人的术实在是太正常了。而且绘图转生之术可不是什么禁术，而是真正的神技。大家说我把真正的千手飞剑通灵出来，让他看看现在的木叶村会不会很有趣呢？”想象着绘图飞剑看到宇智波鼬，看到虽然繁荣却实力衰落、危机重重的木叶村，看到7、8岁的孩子冲上战场，二代火影的脸色一定会很有趣。不，也许千手飞剑依然会面无表情，把一切都藏在肚子里。毕竟除了初代火影千手诛奸，从来没人能让二代火影的表情破防。四个人一起笑了起来，但仅限于幻术之中，真实世界中的四个人正在随大流地发表着不痛不痒的废话。凌晨时分，族会结束了。宇智波副月的声望遭到重创，但没有人提出罢免他族长，而是默认了这次的损失，以同意宇智波鼬上战场的方式维护他的权威。毕竟大部分上忍和长老都认为宇智波副月比宇智波鼬更加重要，因为战争中的宇智波家族迫切需要一个族长，以防止家族出现分裂的内耗，导致战争中的致命损失。宇智波鼬代表着家族的未来，但家族的现在离不开宇智波副月，当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只能遗憾地放弃未来了。宇智波的上人们或许不知道远水解不了近渴这句话，但他们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当然在宇智波鼬看来，这就是大局为重，自己在族人心中的分量和势力太弱，相比之下宇智波副月成了大局，而自己成了为了大局牺牲的代价。没有什么不好的，等到宇智波鼬成了宇智波家族的大局，会自然的轮到宇智波副月为了大局牺牲。宇智波副月在族会上的胜利是必然的，但也是有人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推动的结果，这个人就是宇智波刹那。这个老家伙直接问宇智波鼬道：“如果你离开了家族，忍术与战术学习会能不能自行运转？下人们还能不能开眼？”宇智波鼬知道他不怀好意，但还是回答道：“能，都能。没有了宇智波鼬的引导，新学员会在站桩时入境的难度增加10倍，多花10倍的努力就能弥补。没有了优的调制，学员们吃到的药膳从美食变成要命的汤药，但总是能喝下去的。而且秋道家的烤肉还是原来的味道，不会没有足够的营养补充。”听到学习会的开创者干脆的回答，大部分心存纠结的上人就没有犹豫的选择了族长大人。既然宇智波鼬已经把他的方法全都传授给别人，学习会已经可以自行运转，那就不需要他时时刻刻的监督和带领。至于说对宇智波鼬的愧疚，也不能说没有，但得等宇智波鼬活着从前线回来，作为一个活着的宇智波上人，才有资格获得大家的补偿。族会的结果代表着一个事实，族会上绝大部分的成员都认定宇智波鼬还不是他们重视的成员。宇智波鼬确实有3勾玉血轮眼了，但这些资深上人并不认可他够格和自己平起平坐。说到底，在宇智波副月、长老们和上人们的认知中，宇智波鼬还是个下位者，他为了身为上位者的族长去牺牲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副月才轻易的决定牺牲宇智波鼬，上人们才会轻易的同意。族会上的决定符合宇智波鼬的设想，但自己愿意和被人逼着同意绝对是两回事。他在心里为宇智波刹那记了重重的一笔。死老头，你这是自寻死路！在宇智波鼬的命令下，宇智波雄一郎也选择了同意。他只是顺势提出了要求，副月族长必须提供指定的禁术给宇智波鼬，作为他为了大局牺牲的补偿。宇智波家族的上人们都认为雄一郎长老真的是顾全大局，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个要求过分。尽管都知道宇智波向3代火影换取这些禁术很难，族长需要付出的代价很大，但他犯下的错误用这个来弥补完全是应当的。宇智波副月爽快地答应了。什么？宇智波止水惊讶地问道：“您觉得副月族长换不来禁术？”宇智波鼬肯定道：“大概是换不到的，能换来那当然是最好，但换不来我们也不是没有收获。
至少宇智波傅岳的无能和三代火影的敌视都会更加明确地展现出来。只要能有那么3、4个上忍认清现实，我们就多了3、4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就不算亏。宇智波止水眉头紧皱，他讷讷地问道：“优大哥，你是不是把三代火影想得太坏了？”宇智波优笑着回答道：“这和三代火影大人坏不坏没有关系，这是立场问题。”他接着说道：“我们之前就讨论过，三代火影这个集体对于宇智波家族的看法就是政治上的敌人，这一点没有问题吧？”“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当你的政敌拿出好处，试图交换自己手里专门为了对付他们开发出来的禁术，你能不能和他们进行交换？”“当然不能了，都是政敌了。等等，优大哥，你说那些禁术是专门为了对付我们宇智波的？”“啊，也许多重影分身之术不是，但其他3个肯定是。”“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我跟你讲啊！”宇智波优兴致勃勃地向宇智波止水讲述了黑暗行之术、飞雷神之术、秽土转生之术的特点以及最初的应用方向，针对宇智波家族的每一个忍者。黑暗行之术混合风遁、土遁、水遁，并以幻术为根底，制造无法破解的黑暗，针对的就是写轮眼的动态视力、视觉幻术和忍术复制。飞雷神之术是借助封印术施展的逆通灵术士，以穿梭空间的方式达成瞬移效果，针对的还是写轮眼的动态视力。与黑暗行之术不同的是，这是为了进攻。宇智波优扩展地讲述了飞雷神之术的延伸之飞雷神斩，在千手飞剑手里还有拿下万花筒的战绩，更是毫无疑问的实锤了针对宇智波家族的嫌疑。秽土转生之术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将死者暂时唤醒，在祭品生命和查克拉消耗完之前，复苏的死者就是不死之身。宇智波止水听了的汗水淋淋，此时忍不住问道：“优大哥，这个术不是针对我们的吧？不死身的复苏者又无法针对血轮眼。”宇智波优乐了，他笑着说道：“秽土转生之术是辅助类的禁术，二代火影开发这个术，目的是配合名为护城起爆符的自杀禁术。护城起爆符就是忍界版本的乾坤一致，结合通灵术和封印术，在敌人身上刻下类似飞雷神之印的标记，通灵来起爆符进行爆破。关键就在于每张起爆符在爆炸的时候，会有部分力量会被通灵标记转化，生成为2个全新的通灵标记，并且激发。只要术士指向的起爆符库存充足，这样一轮比一轮当量更大的爆炸总是能摧毁目标的。护城起爆符之所以被称之为禁术，就是因为发作的太快，从第1张起爆符被引爆开始，到第7轮的64张起爆符同时爆炸，所需要的时间刚刚超过1秒。没有忍者能够及时逃出杀伤范围，即便是2代火影使用护城起爆符，也是必死的自杀行为。所以需要一个不会被杀死的施术者，这才是秽土转生之术最初的开发目的。宇智波止水眉头紧皱，学到的忍术常识中，忍者本身是脆弱的，用手里剑和苦无都能杀死的。起爆符这种大威力忍具，只要贴到身上，引爆忍者必死。他不理解为什么2代火影会开发威力这么离谱的术。宇智波优自然猜到了止水在想什么，他说道：“在血轮眼晋升到3勾玉后，还是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被称之为万花筒血轮眼。万花筒血轮眼的瞳术千变万化，但却又有个统一的术，须佐能乎。那是一个由瞳力和查克拉混合组成的巨人，拥有牢不可破的防御力，几乎能够无视一切忍术的攻击。”宇智波优传递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宇智波止水听的已经是双眼迷离，口中喃喃自语道：“2代火影怎么能这样？”宇智波优不轻不重地敲了止水一个脑瓜崩，将他从迷离中打醒，然后斥责道：“笨蛋止水，难道我没有教过你，思考前辈们的所作所为时，必须要结合他的历史背景一起考虑吗？初代火影、2代火影、宇智波斑都是出生在战国时代，彼此之间是生死仇敌，为了争夺火之国这片富饶的土地，彼此攻杀了近1000年。出生成长在那个环境下，作为千手家族的成员，努力研究针对我宇智波家族的术，这就是千手飞剑大人当时应该做的事情。他们那一代人中，双方至少有上千人死在对方的忍术、刀剑和苦无之下，甚至2家的族长也在战斗中同归于尽。由此上溯千年，千手和宇智波彼此之间积累的血仇，那真是如山似海，根本是你我这样的新一代难以想象的。”宇智波优感慨道：“在这样浓郁的仇恨情绪熏陶下，千手柱间大人和宇智波斑大人竟然能够摒弃仇恨，压制住家族内的反抗情绪，携手建立木叶村。我只能用伟大来形容他们2位，甚至2代火影千手飞剑大人同样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人物。2代火影克制住了自己的仇恨，将毕生精力都用来建设和保护木叶村，甚至先我们一步让千手一族融进木叶村，彻底消灭了我们宇智波家族的仇恨对象，保证了木叶的稳定。他是真正了不起的火影。”宇智波止水目瞪口呆，愣愣地看向宇智波优，然后又看向照顾自己的宇智波信影。老头点点头，说道：“飞剑大人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火影，是他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彻底放下了仇恨，到傅岳这一代已经彻底忘记了1000年血仇。可惜他看人的眼光不行，最终挑出来的3代火影就……”宇智波止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宇智波优眯着眼睛笑起来，对于止水的反应十分满意。但在这时，他意外地听到了宇智波雄一郎的话，他皱着眉头说道：“其实我觉得元飞日斩虽然可恶，但他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坏。”宇智波优难以置信地看了雄一郎半天，然后转向宇智波龙之介询问道：“您也是这么想的？”龙之介长老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后说道：“最坏的是志村团藏。”宇智波优，这2个长老是认真的。很快，宇智波优就想到了2位长老和元飞日斩同岁，5岁记事后，他们身处的环境是木叶村建立后的鼎盛时代，成长的时间正好是最长的一段和平时期，是千手一族和宇智波一族携手共进的蜜月期。也许是忍界前所未有的幸福童年，给长老们的性格中塑造了无法抹杀的天真。他们成年后虽然也经历过残酷的战争，但依然相信人心的善良。
两位长老略有点天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样的他们才是可以信任的，不像宇智波刹那那样，内心充满了不可控的偏执和恶念。宇智波优伸手摸了摸宇智波止水的脑袋，其实他接受止水，就是因为这孩子也有同样的天真。只有内心天真善良的人，才能在未来成他的情，带领的宇智波家族才能成为他背后的势力，成为他修仙的助力，而不是拖累。所以，宇智波优教育和引导的目的，从来都不是要抹杀这份天真和纯善，而是为止水增加一层思考的保护，避免被别人利用他的纯真，坑害他的生命和利益。屠龙者凭什么不能是善良的？第二天，宇智波优带着一份引分身之术，和三轮雅士踏上了前往汤之国战场的旅途。宇智波富岳没有能够从三代火影那里交换到哪怕一份禁术，这让他在宇智波家族中的威信再次遭到重创。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言而无信都是严重的失职。作为家族领袖，宇智波富岳掌握着海量的资源和强大的权力，家族内没有人从领导的角度辖制他，同样也没有人会听他不得已的理由。如果不是战争已经爆发，三代火影已经开始征召宇智波家族的忍者，说不定现在就有人开始提出抗议，甚至罢免的提议了。宇智波富岳也深知自己的处境不妙，他加倍的努力工作，甚至开始通宵达旦的在警备部工作，不知不觉忽略了自己的家庭。宇智波优在抵达汤之国后，从宇智波止水通过小忍猫传送的信件知道了后续的发展。对于宇智波富岳的努力，他自然是不屑一顾的。危机时候选择做好当前的工作，这是典型的下属心态。作为领袖遭遇危机，首先应该做全面复盘最近的一切事物，重新思考谁是最危险的敌人，什么是最紧急的事物，重点思考是不是该调整方向了。想明白了，自然就可以做出针对性的调整。最不济也能找准带来问题的人，就算不能解决问题，也该解决带来问题的人。比如说宇智波优。所以三代火影和志村团藏这个集团还是合格的，跟在宇智波优身后足足有13个根部忍者，一路尾随着来到了汤之国。如果说他们不是为了宇智波优来的，那真是狗都不信。宇智波优现在唯一好奇的是，志村团藏制定了怎样的暗杀计划？是不顾一切的硬来，还是勾引雾隐忍者袭击，又或者安排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无法完成的任务呢？他笑着对三轮雅士说道：“明天就能见分晓了。”梨花猫对这些事情并不关心，他相信宇智波优能够完美解决问题，所以他更关心的是忍术的问题。你要的禁术都是好东西呢，能够得到的话，我们不论做什么都会非常方便。现在怎么办？很简单，既然千手飞剑能够从头开发出这样的禁术，凭什么我不能重现呢？喵，这可是整个忍界几万忍者都做不到的事情，你真的能做到喵？嘿嘿，星影老头子他们戏称我是宇智波的飞剑，我觉得我能行。不管怎么说，我面对的难度也比二代火影凭空开发来的简单。他在做这些忍术的开发工作时，都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而现在千手飞剑已经做完了忍术开发中最重要的一环。他证明了这样神奇的禁术是可以成功开发出来的。我又知道这些禁术的源头是什么，自然是能复现。好喵，那你第一个开发的目标是飞雷神之术。这个禁术参考的通灵术效果，用封印术实现了通灵或逆通灵效果，将施术者召唤到封印位置。通灵和逆通灵我们两个都体验过的，也借机实现了远程传送，所以开发的重点就是研究封印术。宇智波优拍了拍背后背着的大小卷轴，笑着说道：“我从守藏室、止水家以及2位长老家抄来的封印术知识。宇智波家族的底蕴真是让我惊叹。和漩涡一族做了几百年的敌人，历代长辈用拷贝眼生生把漩涡家的所有封印术都拷贝下来了，加上止水和长老家里的木叶村公开的封印术基础知识，可以说我们宇智波家族也有一套完整的漩涡封印术传承。可惜了历代长辈辛苦积攒出如此重要的知识，却是被遗忘在守藏室里吃灰。现在这些知识都便宜了我，只要把这些封印术学会学通，我有十足的把握复现二代火影的飞雷神之术和绘图转生之术。绘图转生之术，你是真想和二代火影大人见面喵？宇智波优笑嘻嘻的开玩笑道：“那是当然。我这个宇智波的飞剑怎么能不见一件正版的飞剑呢？再说了，我是真心请这位天才帮忙辅正我的仙道之路。”梨花猫歪着脑袋问道：“据说这位二代火影大人非常讨厌宇智波，你就不怕这位骗你喵？”宇智波优自信满满的回答道：“当然不怕，我才不管他怎么说，我甚至不用管他是不是说谎，只要这位禁术大师开口，他就一定会传达出他脑海中冒出的感恩，这就足够了。梨花酱，我可不是三代火影这样的笨蛋，只会沿着前辈开辟的道路前进，在他父亲和二代火影的忍术基础上修修补补。喵！优你都打不过三代火影，居然敢这么看不起人家喵！我又不是看不起他现在的战斗力，我看不起的是他的忍术研究能力。你看那个手里剑影分身之术 ，C 级的土遁、土墙就能挡住的 A 级忍术，这都是什么垃圾玩意儿？三代火影开发的术，也就是大武遁，连蛋有点意思，他甚至连个血迹限界都不搞不出来，也就他这样的人才需要担心被千手飞剑骗了。宇智波优拍了拍自己的胸脯，骄傲地说道：“我就不同了，我对研究和开发忍术、仙术很有自信，要的就是千手飞剑这位禁术大师的灵感和眼光。他哪怕是开口嘲讽我做错了什么，我想要的宝贵灵感也就到手了。”三轮雅士被铲屎官的厚脸皮震惊，梳理毛发的动作都僵住了，喃喃地说道：“原来你从一开始就是想要反着用千手飞剑大人，居然还能这样干喵！难怪你一直说绘图转生之术是神技，按照这个思路，确实拥有无穷的价值喵。”宇智波优点头称是，正是如此，不需要什么了不起的代价，就可以暂时复活历史上的天才，组建独属于我们的最强研究集团，用他们的智力，我们打通仙路上的重重障碍。绘图转生之术的价值，比得上一个大筒木辉夜。大筒木辉夜，
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鬼妙？那是神明。哼，所谓的神明不过是非常强大的查克拉掌控者，总有一天。宇智波鼬一点都不怕大筒木辉夜，却当他是最好最完美的研究对象。虽然这位卯之女神也是自己的祖先，但隔代太过久远了，彼此之间的关系还不如沙隐村的敌人亲密，将他作为研究对象，一点伦理上的心理负担都没有。至于神明的身份，更是不放在宇智波鼬的心上，在他的观念中，想要给世界带来末日的神，不杀就已经是格外开恩了。而且大筒木辉夜空有难以想象的境界和力量，却没有匹配的心智和战力，怎么看都是令人垂涎的猎物。与其封印在月亮上白白浪费时间，不如自由自在地成为宇智波鼬的研究对象。毕竟他的研究方式不同于大蛇丸，不是那种破坏性的扒皮拆骨解剖切片研究方式，而是细致彻底的观察，以真正的神明为参照，学习他运用力量的方式，开拓适合自己的道路。大筒木辉夜是在忍界吃下来了忍界力量凝聚的查克拉果实，借此成就的血迹网罗，他的力量中必然带有忍界的力量特性，凝聚着忍界的自然规律，与其他的大筒木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宇智波鼬走上的仙道与五行世界的仙道全然不同，但仙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原则永远不会错。仙法必然从自然中来，自然晦涩难明，彼此冲突变幻无穷，但显化在大筒木辉夜身上的自然规则，必然会因为力量的充盈而清晰，堪比极端环境下的自然规则显化。在忍界，再也没有比卯之女神更好的修道参照物了，就算不能把它变成道侣，也要变成亲密的道友。那句道友，请留步，正该为他喊上一次。放心，咱宇智波鼬不要道友你的命。和自家道侣畅想未来的宇智波鼬忽然被惊醒，他感觉到有人向自己靠近，他们带着隐晦的恶意和杀气，远远的就有一股冰冷呆滞的恶臭传来。三轮雅士也嗅到了味道，他低声的说道：“是根部的忍者，他们过来了。”宇智波鼬深感惊讶，竟然在木叶前线的营地中就直接找上我，看来团藏大人的计划并不精致，难道他想要硬来？当根部忍者出现时，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更是惊讶到说不出话来。他们不戴面具倒也能够理解，但两个人的脸上那几乎一样的僵硬如同木偶的笑脸是怎么回事？太瘆人了！两个根部的忍者头戴木叶护额，内穿网纹紧身衣，外罩宽松的忍服，双手双腿都缠满了绷带。他们面带笑容的走到宇智波鼬的面前，但那笑容比哭都难看，除了眼睛眉毛是弯的，嘴角是翘起来的，可以说没有一个肌肉是在笑。异常的笑容激发了恐怖谷效应，造成强烈的诡异、恐怖且恶心的感觉。相比之下，10几年后的根部忍者佐井的笑容还不错的，至少看起来还是个人啊。其中一个忍者举起一份卷轴，双眼紧紧地盯着宇智波鼬，用微笑的表情以及呆滞的语气说道：“宇智波鼬中忍，您被任命为忍者小队队长，我们是配属给您的下人。”顿了一顿，似乎又想了一想，两个忍者一起躬身行礼，齐声说道：“请多多指教。”宇智波鼬，三轮雅士，这算是神妖计划啊！直接用正式命令将宇智波鼬任命为队长，然后让根部忍者以下忍的身份成为他的队员，居然是霸王硬上弓，要不要这么粗糙啊？这两个忍者行为举止呆板晦涩，随便谁来看一眼就知道不是正常人，更加不可能是正常的忍者。而且他们体内充沛的查克拉，还有双手双脚绷带下面强烈的查克拉波动，这起码也是特别上忍级别的忍者了，真当自己是瞎子吗？另外，什么时候任命中忍担任队长，相关命令会由充当队员的下人来传达，这样哪有半点的正式命令感觉啊？宇智波鼬双手一拍，他明白了，志村团藏是故意的，他就是明目张胆的给自己身边安插名字，是欺负自己不能公开反抗命令。就算他知道这命令有问题，又能怎么样呢？违抗命令，这可是有着正式备案的真实命令，忍者在前线抗命就是无可争议的叛人，木叶忍者人人得而诛之。接下来的第二条命令就是全营动手围剿宇智波鼬。遵从命令，宇智波鼬就只能带着两个随时捅刀子的杀手，在第二个命令的指挥下离开营地，前往根部忍者预设好的包围圈。等他死了，这两个命令的备案就会被销毁，宇智波鼬就是无故脱离忍者营地，有叛变之嫌，所以死了也是白死。也不知道是不是志村团藏故意设计出来恶心人的，反正这个计谋粗糙的感人，只要不是傻子就能一眼看出来问题。但这个阴谋有个特别厉害的点，他是仗着火影的权力居高临下的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宇智波鼬左思右想，发现在当前的情况下居然形成了某种逻辑上的闭环，让宇智波鼬完全想不到破解的办法。但要说是完全无解倒也不见得，阴谋终究是阴谋，一旦翻到明面上，胜负就会瞬间逆转。说到底这不是阳谋，能够公开告诉敌人自己的算计，敌人也完全无解的大智慧结晶是完全不同的。想到这里，宇智波鼬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对着两根木头说道：“哈哈，我还是第一次担任队长呢，你们两个自我介绍一下吧。”脱口而出的编号被蛇祸根绝之术硬生生的堵了回去，两根木头傻乎乎的站了足足3分钟，这才缓缓开口：“我是梁太，我是宇智波鼬。”撤！原来还是看不起我。三轮雅士问道：“哟，你怎么在他们面前说出心里话了喵？”宇智波鼬摇头道：“不用担心，这两根木头不是根部的忍者，他们是根部的兵器，在他们面前不用顾忌什么，因为他们只会服从命令，没有足够智力分辨什么是情报。”宇智波鼬的眼神中泛出了丝丝同情以及些许微弱的怜悯，他叹气道：“我就说根部怎么对我如此重视，竟然派出来两个特别上人到我身边做刺客，原来是两件毁掉了智力的兵器。”三轮雅士好奇地爬到铲屎官的肩膀上，用一双大眼睛仔细地观察，这就是上次你抓住人后审问出来的那种兵器喵？我来确认一下。
宇智波优对着两根木头命令道：“我以小队队长的名义命令，你们两个吐出自己的舌头。”两个根部忍者听到命令，没有任何犹豫的吐出了自己的舌头，露出了舌头上青色与黑色交织，如同刺青一样的封印纹。虽然是第一次见到，但宇智波优第一时间就猜到了这些封印的作用。他笑着说道：“应该是蛇祸根绝之术，没想到已经完成了，还有这机械性的反应，可以确认他们就是无智力兵器。”宇智波优睁开了写轮眼，仔细地将蛇祸根绝之术记忆下来。对于开始学习封印术的他来说，这个玩意颇有参考价值。蛇祸根绝之术代表着根部，当前封印术研究的最高水平是相当高的，宇智波优暂时是完全看不懂的。这两根木头也代表着根部培养部下的某种水平，但水平绝对可以说是稀烂。宇智波优借助命令的反馈，甚至连写轮眼都没有开启，也没有使用幻术，就轻而易举地攻入了他们的心灵。心灵是任何智慧生物最重要的核心，不要说人，哪怕是忍猫人犬的心灵，宇智波优也是攻不进去的。他发动攻击的本意是自己惯用的套路，首先震撼对方的心灵世界，撕裂出缝隙后投放暗示种子，然后通过暗示反复拉扯，影响对方的心智，就像在学习会初期对一众下忍做的那样。谁能想到第一步的震撼竟然破碎了对方的心灵屏障，宇智波优直接就闯了进去。攻进去的一瞬间，他大吃一惊，以为是某种心灵或幻术陷阱，就像后来宇智波优的万花筒瞳术阅读那样，把敌人拉进自己的心灵世界加以囚禁，然后用主场优势充分的欺负人。就在宇智波优惶恐不安的准备逃跑时，他看到了根部兵器的心灵世界，那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濒临崩溃的世界。几条巨大的规则显化为粗壮的铁锁链，横七竖八地贯穿了整个世界，正在一点点地将世界推向解体。心灵世界屏障的裂缝边缘，无数的心灵碎片持续不断的崩碎，如同秋天的落叶飘飘洒洒地散落向未知的心灵世界虚空之中。这两个兵器的心灵正在毁灭，他们的生命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宇智波优估计也就是在3-4个月内，他们就会彻底丧失意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活死人或植物人。在这破碎崩塌的世界中，心灵再也无法隐藏秘密，所有的信息全都暴露了出来。尽管缺损十分严重，但宇智波优还是很快搞明白了他们的来历。总的来说，这两件无智力兵器的制造毫无技术含量，弄来4岁以下有忍者天赋的孩子，用灭绝人性的训练量，大剂量毁坏根基的禁药，通过大量的折损得到速成的中人以上水平的忍者。对这些速成忍者根部肯定并珍惜，因为他们的身体根基受损，不但再也不能增长力量，巅峰期也只有短短的5-6年时间，很快就会因为身体病变和提前衰老变得孱弱不堪。于是用暴力手段洗脑，教他们学习极度危险的禁术，经过再一轮的筛选，得到善于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兵器。这都是忍界最传统的忍者训练手段。据说在武士统治世界的时代，训练忍者的方法就是这一套，主打的就是一个没有人性、丝毫没有充满灵气的手段和技术。训练的忍者就未曾想过使用到20岁。显然，大蛇丸还没有参与到根部的基础技术革新，根部忍者和人形武器还没有合二为一。宇智波优记忆中的根部忍者，比如名为佐井的忍者，那些感情近乎为零，但智力完好、反应敏锐、实力也充满成长性的忍者尚未出现。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再也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信息了。宇智波优就准备离开，但他的动作瞬间僵硬，并不是有人袭击他，而是有人在求救。求救的意念十分微弱，断断续续，飘飘忽忽的，就像是这个破碎的心灵世界中孕育了阿飘一样，让人毛骨悚然。宇智波优惊呆了，求救的声音竟然是那个自称良太的兵器在心灵世界中发出的呼救。而随之现身的原主展露出无比复杂的身体，让他头皮发麻的是，这竟然是个缝合怪一样的存在。求救的生命中包含着许多不同的组成部分，4岁被带进根部的孩子，8岁修炼成为特别上忍的孩子，11岁人格被摧毁后诞生的食人妖，以最为完整的4岁孩子为核心，糅合成了个无法描述的怪物。怪物有足足7、8张脸，但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每张残缺的脸都是痛苦扭曲的表情，涕泪横流。足足8只大大小小眼睛紧紧地盯着宇智波优，5、6个鼻子嘴巴开合不定，发出喃喃呓语。这样客里客气的样子让宇智波优深感熟悉，无言以对。志村团藏真是好样的，竟然能够在忍界创造出克苏鲁的怪物。如果不是这玩意儿不能显化到心灵之外，绝对能够造成巨大的麻烦。这个心灵怪物极其虚弱，但他惴惴的喘息和低低的呢喃都让人无法忽视，就连宇智波优现在都觉得有些心神不宁。宇智波优不由得觉得眼前一亮，这玩意儿很有点意思。他虽然没有觉醒万花筒写轮眼，但瞳力早已超出了3勾玉写轮眼的标准，而且他还善于站桩守静，自问精神坚韧程度不逊色于真正的万花筒。能够撼动他宇智波优这个怪物的心灵攻击力绝对是非常可观。如果他摆脱了虚弱状态，再加上自己在背后给予支持，作为心灵武器发起攻击，威力一定能让人满意。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可能，从正面直接攻破敌人的心灵屏障，一击制敌也不是不可能的了。宇智波优开心地说道：“我决定了，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就叫做小克。小克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了不起的克苏鲁，但务必要记住，千万不要长得过分畸形哦，因为我讨厌丑陋的东西。如果小克长残了，我会忍不住干掉你的。”固定在根部活体兵器心灵世界中的怪物听到了宇智波优的话，他肯定是听不到了，但他本能地感受到了某种大恐怖，忍不住瑟瑟发抖起来。宇智波优突然说话，话语的内容更是没头没脑，让肩头上的3轮雅士一脸懵逼。狸花猫凭借强大的灵感本能察觉到了一点异常的痕迹，忍不住左右环顾，却没有发现奇怪的存在。他用爪子挠了挠铲屎官，问道：“你在和谁说话喵？”宇智波优指了指活体兵器，说道：“在这家伙的心灵中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心灵怪物，我刚刚给他起名叫做小克，好像很可怕的东西喵。我的尾巴毛竖起来了，是有点可怕，
但作为武器还是不错的。总之，离我远点喵。好好好。考虑到不能现在就弄死根部的兵器，宇智波鼬压抑住了自己的贪心，在根部兵器的心灵世界中给小克种上了数千枚暗示种子。他全面激发生成逻辑链条，将小克牢牢地捆缚成一个重茧，并将链条延伸出去，狗链整个心灵世界，将小克和世界双方都固定了起来，免得出现突然的崩塌，失去了这个有意思的心灵怪物。做好这一切，宇智波鼬又检查了另一个兵器，很遗憾的没有能够找到第二个心灵怪物。这也很正常，虽说生命总能创造奇迹，但奇迹必然是非常罕见的，每一个生命的奇迹背后都是数不清的生命努力挣扎失败后死亡的尸体。能够得到一个小克，宇智波鼬矣。金是心满意足，毕竟是从根部薅到的羊毛，这种类似战利品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想了想，他又对另一个自称智的忍者进行了心灵加固。做好这一切，也就意味着2件根部兵器的所有权易主。根部派来的活体刺客成为了他宇智波鼬最忠实的武器，在接下来的冲突中，必定能够给根部忍者一个大大的惊喜。宇智波鼬预期的命令在几个小时后送到他的手上，要求他在今晚出发，于明天凌晨5点抵达汤之国中部的一处山谷，到那里接受下一步的任务。任务内容十分普通，为了防止保密等级较高的任务失密，5大忍村经常拆分任务，将一个任务拆分成2个甚至多个，保证在传达和执行初期不会泄露。宇智波鼬没有按照任务要求的时间出发，他在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就带着2件活体兵器和3轮雅士离开了营地。他首先向西南方向疾行，返回了火之国境内，然后沿着火之国和汤之国的边境向西北方向行进，在几个小时后再次进入汤之国，向正北方向行进到越国任务地点，最后才折返向东南方行进，悄悄地靠近任务地点。提前出发，绕路100里，反向抵达，这是木叶忍者常用的反跟踪技巧。跟在他身后的根部忍者对这些套路同样熟悉到了骨子里，忍不住发出了冷笑。愚蠢的宇智，竟然用这么老套的技巧，如果不是为了防止意外，我们根本不用走这么远的路。带队的根部忍者冷哼着呵斥道：“闭嘴，跑几步路算什么？团藏大人亲自发布的任务，我们必须保证万无一失。”是。跟紧，不能让这个宇智波离开我们的视线，但也不能让他过早发现我们的存在。明白了，队长。到了东方的天际泛出鱼肚白，宇智波鼬已经提前2个小时抵达任务地点，让一件兵器前往侦察山谷内部后，他就带着整个小队进入。随即，跟随他一路的4名根部忍者就堵了上来，山谷两侧和前方也各有3名根部忍者现身，默不作声地冲向了宇智波鼬。根部忍者对于宇智波鼬的提前抵达没有表示疑问，也没有任何根部忍者讲话，甚至拿出一份根部的命令，宣布宇智波鼬是敌人什么的。他们直接干脆地冲了下来，用手里剑苦无发出了第一波攻击，接着就拔出雪亮的忍刀，直接近身肉搏。宇智波鼬身后的2件活体武器也拔出了忍刀，在漆黑的山谷中划出2道雪亮的刀光，但这2道光华却劈砍到了两侧的根部忍者身上。冷酷沉默，甚至是故作冰冷的根部忍者被这2刀砍得破防了，他们纷纷发出了惊恐疑惑的惊呼：“什么？怎么回事？不可能！”所有根部忍者都知道，活体兵器的价值就是为了同归于尽，他们的身体上永远都贴着至少10张起爆符，就是一个活动的自爆炸弹。可原本属于自己这边的自爆武器叛变，根部忍者都明白情况究竟有多么的危险，他们甚至顾不得任务目标的宇智波鼬，而是留下监视宇智波鼬的人后，全力以赴地围攻这2个兵器。不先干掉这2件兵器，他们随时能在包围圈上炸开巨大的缺口，目标宇智波鼬趁机逃跑就难以阻止。而且兵器的失控很可能就是宇智波鼬干的，不先除掉隐患，根部的任务是必然失败的。4名根部忍者手心冒汗地监视宇智波鼬，但被围的宇智波鼬只是站在原地，似乎在欣赏根部忍者的自相残杀，但实际上他已经动手了。剧烈的心神震动中，13名根部忍者同时看到了一双3勾玉血轮眼，然后在下一瞬间又遗忘了，瞬间的遗忘导致他们的警惕心被压了下去。接着就是一轮轮完全相同的操作，仅仅在3秒内，宇智波鼬就重复了16轮血轮眼的对视和遗忘，反复的狼来了，让根部忍者的警惕心本能麻木。短短的3秒，2个特别上人水平的活体兵器就被乱刀砍倒。为了防止兵器的自爆，根部忍者首先砍掉的就是他们的双手和双脚，只付出了1条生命和1条手臂，9名根部忍者就排除了隐患。他们不禁觉得任务也不是太难，心中的紧张和戒备随之从高峰跌落。人不是机器，就算是经过残酷训练的忍者，心理状态也是有起有伏的，尤其是在经过一轮紧张的战斗后，放松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宇智波鼬等待的战机，趁着他们不由自主的放松，宇智波鼬发动了自己的幻术攻击，真正的幻术攻击。宇智波鼬睁开了他的3勾玉血轮眼，澎湃的瞳力毫不吝啬地灌注到双眼，又通过风属的自然能量让光线扭转，将自己的目光同时指向12双眼睛。血轮眼、幻术、紧缚之术。幸存的12名根部忍者心灵中的暗示种子被引爆，大脑一片混沌时，中枢神经被宇智波鼬侵入，发送出错误的神经信号。根部忍者全身的肌肉因此绷紧到极限，然后再也不放松了，将每个忍者的动作都固定在了幻术发动的那一瞬间。战斗结束了，除了睁眼闭眼，宇智波鼬根本就没有做出任何动作，就赢得了战斗的胜利。3轮雅士自始至终都趴在宇智波鼬的肩膀上，慵懒地看着根部忍者自相残杀，看着他们被一个幻术全部放倒。他张开嘴巴，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说道：“哟，你越来越喜欢用幻术了喵？”宇智波鼬笑着回答道：“幻术的作用很强嘛，在对付10几个敌人的时候，比大型的忍术更加适合，而且用幻术杀人很有格调。”他举起右手，轻轻地打了个响指。
12名动弹不得的根部忍者心脏突的一跳，他们的心肌接收到了发力的信号，同时屏蔽了安全保障的生命限制器信号。突破了生命限制器的心肌，在提前分泌出来的高浓度肾上腺素的辅助下，爆发出比心跳时强大30倍的力量，将心脏活活的搅碎了。因为神经被接管，根部忍者并不能感受到心脏的疼痛，但作为一个生命，他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死亡的降临。死亡才是最大的痛苦。尽管根部忍者们的表情也如同身体一样，完全不能出现丝毫的变化，但他们的绝望和痛苦依然传达给了宇智波优。这让他发现，有位根部忍者的情绪不对，他与众不同的没有绝望。世界上还有面对死亡都不绝望的人。宇智波优好奇极了，他走到这个与众不同的忍者面前，挥手解除了他的部分神经控制，让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脖颈以上以及部分肋间肌。宇智波优，你为什么没有绝望的情绪呢？根部忍者，你竟敢杀害木叶村的暗部忍者！宇智波优，宇智波优，难道你不会因为心脏碎裂死亡？根部忍者，难道你不怕志村团藏大人的追究？宇智波优，呸！狗百分号，井号，我 RBBBBB！ 气急败坏的宇智波优难得的爆了粗口，甚至还对僵硬在原地的根部忍者吐了口水。荒郊野岭的，我怕个鬼的追究！三轮雅士被逗乐了，他拍打着宇智波优的肩膀，发出了悦耳清脆的喵喵喵。宇智波优也是无语的望天，重新切断了根部忍者的全部神经，直接下手检查他的身体，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面对死亡而不会绝望。笑得全身发软的狸花猫爬到了宇智波优的头顶，躲避飞溅出来的鲜血，询问道：杀了这么多的根部忍者，真的不用担心志村团藏的追究喵？宇智波优双手忙碌着，眼睛紧紧地盯着根部忍者，仔细地检查他的身体，顺口回答道：不用担心，回去后我会直接冲进指挥官帐篷，当着众人的面把命令书和尸体都摊开，报告任务异常且队员叛变，要求清查任务流程。只要把事情公开闹起来，闹大了就轮到志村团藏手忙脚乱了。可是你说过的喵，三代火影站在志村团藏的背后，你这样做他就没有办法掩盖了喵？至少现在是没有办法的。木叶43年的木叶村，三代火影距离一手遮天、肆意妄为的拿捏各个忍族还差得远呢。志村团藏的阴谋有个火影的权力也无法消除的破绽，那就是如果宇智波优的力量足够强大，根部忍者倾尽全力围杀不成，反而遭到被围攻者的反杀，这个阴谋就会直接暴露在阳光下，整个事件的主动权就会自动转移到了宇智波优的手上。他手上的任务书就是最致命的证据，只要他公开展示这个任务书，印记、徽章、编号都齐全，足以证明根部那些没有身份的忍者伪造了真正的任务书，并且还能够混入了木叶忍者的队伍中。这是火影的权责遭到侵害，三代火影如果不想站出来认罪，志村团藏就必须站出来，用头把罪名顶下来，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当然，志村团藏除了名声不会有什么严重的损失，甚至可能完全没有实质性的损失，但宇智波优却能借此机会得到巨大的名声，并且在接下来至少1年的时间中不会受到志村团藏的骚扰，除了一段时间的安全，还能得到更多的东西。只要操作得好，他可以将这里的所有根部忍者描述成未知的敌人，不但能得到 A 级任务记录、相应的奖金，甚至可能得到一个长长的假期。有这些作为补偿，自己被根部忍者恶心的事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在战争期间，宇智波优就能够和三轮雅士过上悠闲生活，这得有多么的幸福！他甚至都想好了，离开寒风凛冽的汤之国，去南方找一个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的地方，最好是无人的岛屿，搭建一个茅草屋住，每天都要出海游泳，享受生猛海鲜，用心沉淀一下最近几个月教学的收获，尝试突破筑基期的第4阶段。宇智波优只要想想就觉得美滋滋的。三轮雅士想了想，点头赞同铲屎官的说法。幸亏三代火影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喵，只要把这件事公开，这种粗糙阴谋就没有用喵。宇智波优的动作停顿了一下，他看着狸花猫，用悠然的语气说道：做不到一手遮天其实是好事，三代他要是真的做到了，离死也就不远了。原本的历史上，元飞日斩在几年后坑死波风水门夫妇，冤杀日向日差，灭门宇智波，却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惩罚的时候，就是他权势达到巅峰，在木叶村一手遮天的时刻。在那段时间内，宇智波优别说杀掉15个根部忍者，就是被根部忍者围攻都不能还手的，否则就是叛村叛国，就是叛人。但忍界终究是以拳头决定一切的超凡世界，只要元飞日斩的实力可没有达到初代火影牵手柱间的水平，只要他没有能力独自镇压木叶村，他就没有资格在木叶村肆意妄为。事实上，宇智波的灭族就是最后一个砝码，触发了木叶村对三代火影的反噬。几年后，木叶忍者们默契地借助大蛇丸，给了元飞日斩一个体面的葬礼。突然，宇智波优指着根部忍者的胸腔，发出了意外的惊呼：竟然是这样，竟然有2个心脏！三轮雅士探头看过去，果然在根部忍者的胸腔内，左侧有一个软塌塌裂开了好几个口子的心脏，而右边还有一个完整的正在微弱的搏动的尺寸明显小了1号的心脏。宇智波优不断的摇头，接连的发出惊叹和赞美的评价。位置的选择完美，血管的缝合精妙，神经竟然这样接入，天才的思路。宇智波优直接就联想到了一个人，大蛇丸，这一定是大蛇丸的手笔。哎呀，算一算，木盾大河今年也应该是7岁了，木盾觉醒计划已经结束了吧？大蛇丸也能够腾出手来做些其他的事情。看来我最熟悉的那种根部忍者就要登场了呢。三轮雅士围着根部忍者转了几圈，听到宇智波优的话，忍不住问道：优，大蛇丸对你的计划会有什么影响吗？当然没有影响。宇智波优自信满满的说道：我只是要掌握宇智波家族而已，
只要顺着局势的发展执行计划，就能稳稳地走向最后的胜利，根本没有必要和团藏在这种细节小事上争一时的长短。梨花猫记得宇智波优评价宇智波富岳时，对他不关心学习会可是大家批评的，于是问道：新的根部忍者怎么就是细节喵？这难道不是从基础改变力量对比的大事喵？宇智波优回答道：不一样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争夺独立组织的最高权力，基础力量是一切的根基。但根部并不是独立的组织，它是木叶村火影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不具备什么独立性。根部的危险性不在于根部忍者有多强，而是志村团藏能够肆意借用火影的权威，却不用承担火影的责任。根部忍者再强，也就是上忍的水平，偶尔能出现几个精英上忍。宇智波家族差不多始终能够保持30几个三勾玉血轮眼，这都是精英上忍的水平。根部的力量和宇智波家族的力量相比，不值一提。宇智波优手脚麻利地收拾好尸体，他拍拍手说道：好了，都收拾好了，我们走吧。三轮雅士敲了敲铲屎官的脑袋，问道：尸体不管喵，就丢在这里，等待木叶忍者的后续调查吧。他们是敌人，我一个人空口白牙地说不能证明什么，总要有些证据给人家调查。三轮雅士运了运气，用足了力气，狠狠地又打了一次铲屎官的脑袋，大声地质问道：哟，你的脑子进水喵？这么干净的战场，难道不会暴露你的幻术喵？挨了狠狠的一下，宇智波优反倒像是被打醒了，眼睛环视周围，一言不发。梨花猫禁不住担心自己力气用大了，关切地问道：怎么了喵？谢谢你的提醒，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竟然全然想不起来需要隐藏自己的情报这件事。宇智波优连连拍击自己的额头，让自己保持清醒，然后开始对整片山谷进行忍术的轰炸。他用一个个火盾覆盖了小半个谷底，覆盖掉了自己的一切战斗痕迹，也摧毁了几具尸体。被摧毁的尸体包括那个拥有2颗心脏的根部忍者，也包括2个根部的活体兵器，掩盖了宇智波优解剖尸体和摄取心灵怪物的痕迹。经过三轮雅士和宇智波优的几次检查，确认战场上再也没有留下什么破绽，他们才放心的离开。就像宇智波优想的那样，事情闹大了之后迅速传开，没有任何忍者能够接受自己接受的任务是用来坑杀自己的陷阱。更不能让人接受的是，暗部这个火影的直属部队竟然动员15个忍者围杀一个正常执行任务的木叶忍者。究竟是3代火影背叛了他宣扬的火之意志，还是3代火影无能丢了全部的保密信息，以至于敌人能够成功的发布无懈可击的正式命令？不管怎么说，这都是3代火影原飞日斩的错，除非根部的负责人志村团藏站了出来，他宣布是自己工作失误，丢了一套完整的任务书密码、印记等机密文件，酿成了此次恶劣的事故。3代火影大怒，撤销了志村团藏的火影顾问职务，让他回家反省。作为此次事故的受害者，以一己之力反杀15名未知敌人的功臣，宇智波优得到了3代火影的公开嘉奖，并以此功劳将宇智波优列入了下一轮的上忍晋升名单。宇智波优看着兴奋地前来通知自己的宇智波家族忍者，无奈的双手一摊，问道：然后呢？宇智波惊懵了，反问道：什么然后？除了确定我可以在下一轮晋升中晋升为上忍，就没有其他的奖励了？宇智波优掰着指头数道：我可是在遭到伏击的时候反杀了15个敌人，整整15个敌人，难道不该给个 A 级任务的记录？任务的奖金呢？休假呢？没有。切，3代火影真吝啬。不能这么说，3代可是给你公开嘉奖，木叶村的所有忍者和村民都知道了你的战绩，你名扬天下了。兄弟，宇智波优看着宇智波京，他知道这个和自己一起被征召的家伙是鸽派，但没有想到他竟然是火影派。他摇了摇头，不再和这个价值观不对等的家伙讲话。等到宇智波京离开，三轮雅士从藏身之地走出来，漂亮的大眼睛看着宇智波优，笑着问道：我的契约者，你预料的假期呢？哈哈，是我预料错了，我给他老人家造成了这么大损失，他怎么可能给我实在的奖励呢？火影的公开嘉奖和晋升上忍不算奖励喵。嘿嘿，我一战就杀了15个敌人，这可是今年木叶忍者中最好的战绩了，事情也闹大了，名声早已传开。火影的公开嘉奖最多算是补上正式的证明，连锦上添花都不算。至于上忍晋升，更是早已确定的，火影只是提前公开这个消息而已。副叶族长可是亲口告诉了3代火影，我已经觉醒了3勾玉血轮眼。梨花酱，木叶村宇智波家族觉醒了3勾玉血轮眼的忍者，有几个不是上忍的？宇智波优用拇指指着自己的鼻子，撇张着嘴说道：就只有我一个人而已。现在想一想，我当时就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杀的15个根部忍者，4舍5入也能算是3代火影的暗部力量啊！难得喵，你宇智波优竟然也有预测出错的时候，是脑子出了问题，还是预知能力出问题了喵？宇智波优指了指自己的心脏，苦笑着说道：是我的心出了问题。玩弄时间者终将被时间玩弄，而我这样玩弄人心的家伙，栽倒在人心贪婪上，这也是理所当然啊！宇智波优从根部的活体兵器那里得到小克后，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储存方式，眼看这个奇异的生命体就要消散，他情急之下将小克塞进了自己的心灵世界。当时宇智波优就出了问题，他在战斗结束后一门心思考虑战利品，忘记了打扫战场。考虑后续问题的时候，他也将注意力集中在可能获得的奖励上，忘记将火影的利益考虑进来。这都不是小问题，在合适的时机，这样的错误甚至会致命。回到营地将事情处理好，宇智波优在等待木叶村的处理结果时，在长时间的入境中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继而想起了被塞进自己心灵世界的小克。等到沉浸到自己的心灵深处，宇智波优惊呆了。小克这个心灵怪物在他的心灵世界中改变了显化的形象，变成了一只诡异的鹿形章鱼。这只章鱼怪物的8条触手上各有1只眼睛，大脑袋上反而空空如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孔洞。
这些洞甚至是相互连通的，让章鱼脑袋看起来就像是个网兜。因为就在自己的心灵世界中，没有了心灵屏障的阻隔，小克的呢喃效果更加强大。宇智波优刚刚进入就觉得意识模糊，头脑晕眩。他自己才刚刚进来就是这个样子了。三只原本在心灵世界对峙的星形和小克相处的时间更长，受到的影响自然也更大。除了费离肥肥的状态尚可，星原金丝猴和皮猪当康的身形都已经膨胀起来，陷入了极为糟糕的异常状态。星原前所未有的表现出懒惰，巨大化的猴子怎么看怎么像是树懒，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的迟钝。而皮猪则是被彻头彻尾的贪婪主宰，肚子鼓胀到比躯干还要大，无法移动的皮猪正在津津有味地啃食自己的前腿。看到这扭曲的客戏场景，宇智波优倒吸一口凉气，把小克塞进自己的心灵世界，果然是未经深思的冒险行径。心灵怪物的存在不但扰乱了三只星形原本的平衡，更是带来了让人发毛的扭曲和污染，也不知道自己的静心终生能不能清除这种影响的结果。面对一片狼藉的心灵世界，宇智波优只能鼓荡起自然能量，震动丹田，发出洪钟大吕的震波，一点一点地清理自己的心魔。在丹田钟声的镇压下，三只星形渐渐恢复了正常，从奇形怪状的客戏模样重新变得可爱起来，各种各样可疑的毛发血肉掉落一地。心灵世界一如既往地消化星形掉落的毛发血肉，宇智波优立刻就感受到了某种亢奋的情绪。新生的精神力中似乎混杂着某种杂质，又或者说是某种最为纯粹的精神意念，让宇智波优的心境无法平静，难以自控地产生了各种各样本能的冲动。作为一个修仙者，追求的是生命层次的晋升，在到达彼岸前，身体是他度过一切恶难的根本，身体发生不可控的变化，这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危险苗头。他细细地感知着自己的变化，开动脑筋分析产生本能冲动的源头究竟是什么。很快，宇智波优就排除了身体内分泌激素、自然能量和查克拉异常的可能，将目标指向了心灵世界中的小克。小克散发的疯狂和扭曲，经过新型的吸收转化，最后又在心灵世界进化成为了纯净的精神力。但再强大的进化都是清除有害部分，对生存的极致渴求是生命最基本的本能，不可能清除得掉。宇智波优吸收了这样的精神力，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如此纯粹的生存渴求融入宇智波优的精神，极大地活化了他的生命本源。至于本能冲动什么的，不过是生命的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后自然衍生出来的繁衍欲望，这都是可以克制的。实在不行，也能转移注意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进行极限训练，将体力消耗到极限，让身体处于能量缺乏状态，繁衍的冲动自然就会消失。宇智波优摇了摇头，如果在木叶村或者休假中，他自然能够使用这个办法，但现在身处汤之国的前线营地，来自雾隐村、云隐村以及木叶村的威胁，随时随地都可能导致战斗，自己绝不可能处于虚弱状态，否则就是取死之道。难道只能采用别的方式来转移注意力，或者硬抗？宇智波优叹了口气，存天理，灭人欲这种和人性作对的行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的。突然，他灵光一闪，传说中的修道者颇有持戒守律的派别，他们是怎么在无尽的时间中解决本能冲动的问题呢？炼精化气啊！这句话代表着修仙的第一步就是收敛身体的精华损耗，转化为超凡的气。只要走上修炼的道路，就能自由地掌握身体欲望了。可惜，这属于正统的道家修仙功法，宇智波优他不会。但还是那句话，不会就学，学不到就自创。只要方向是正确的，就没有不能成功的道理。宇智波优遵循的不是什么仙法，而是道法。道法求道，道成自然有法，法成自然有术。怎么求道呢？平时好好生活，日常仔细观察，当世界出现变化，及时发现变化，研究变化，然后自然得道。听起来和科学研究差不多，其实也就是一回事。抱着道经念来念去，守着道家戒律不敢逾越的修炼者，就像那些将当前科学成果奉若经典，斥责一切不符合的现象为不科学的家伙一样，最终的结果都只能是一事无成。于是宇智波优便没有在乎小克带来的异常，继续正常的修炼生活，和三轮雅士互动。他最大的变化就是停止了每天的体能训练，将这些时间拿出来研究小克对心灵世界的影响，对于心形的影响。在睡觉的时候，宇智波优则研究身体的运行规律，寻找炼精化气的着力点。没有人察觉宇智波优有什么异常，但日夜相处的三轮雅士自然是发现了。他非常喜欢突然变得傻乎乎的铲屎官，日常时不时的提醒宇智波优遗忘的事情，让三轮雅士有种强烈的成就感，感觉自己的智力有了飞跃般的提升。尽管他知道这是错觉，但真的很爽啊。今天宇智波优等到了村子的最终结论，三代火影利用规则合理的将他所期待的假期、任务记录、任务奖金都给昧掉了，他自然也不再客气。宇智波优站了起来，对三轮雅士说道：“走吧，三代火影不给我假期，我就去执行假期性的任务。竟然有这样的好任务，难道别人不会抢先领取喵？有些任务在别人眼中是地狱般的折磨，但在我的眼中却是值得享受的假期，因为我和你实力比他们厉害。在忍界，只要实力够强，就是能够为所欲为。木叶村的忍军前线大营和前世的军营完全不同，这里没有肃穆的卫兵和巡逻队，也没有严整的军容军纪，因为在很小的范围内集中了4、5千忍者，营地中心的忍者们显得比村子里更多，他们3、5成群的来来去去，彼此间的高谈阔论，热热闹闹，突出的就是自由。宇智波优穿过拥挤的忍者群，作为最近的一个风云人物，他认识以及不认识的忍者都认出了他，或是点头示意，或是伸手打招呼。对于众人的善意，他自然是一一给予回应。保持礼貌是上辈子就刻在了骨子里的习惯，而且也没必要在小事上给自己树敌。并不是所有人都表达了善意，有些忍者看到宇智波优后，不经意间就露出了敌视的眼神。
尽管他们躲闪得够快，但在宇智波优看得非常清楚，并且顺着他们的脸想起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原来是元妃家族的忍者，还有志村家族的，这就不奇怪了。他没有将这些事情放在心上，进入任务中心，很快找到了早已看中的任务，直接将任务标牌拿下。行政忍者认识他，看了看他身上的中忍马甲，开口阻止道：“宇智波优大人，这个任务的要求是上忍，您还不是上？”宇智波优立刻打断了他的话，解释道：“这位前辈，你认识我就一定知道，我是3代火影大人通报嘉奖过的，实力上绝对没有半点问题的。”不是这么说的。宇智波优开启了写轮眼，用手指指着说道：“你看，你看，我可是觉醒了3勾玉写轮眼的宇智波，这可是精英上忍的特有力量，你应该当我是上忍了。”可规定。宇智波优关闭写轮眼，从怀里取出嘉奖书，展示给行政忍者。您看，这可是3代火影大人颁发的嘉奖书。3代火影他老人家可是亲口说过，我马上就会晋升为上忍的。怎么说，我也算是准上忍了。我现在的等级算起来，说不定比特别上忍还高半级呢。通融一下嘛。宇智波优现在的脑子有点不好使，但多年来陪老头老太锻炼出来的舌头可没有坏掉，胡搅蛮缠撒泼甩赖的本事更是没有半点折扣。他这一套一套的理由砸过去，很快就把30多岁的行政忍者搞懵了。陷入话术陷阱的行政忍者再也理不清宇智波优话里的逻辑，晕头转向的被他说服，不知不觉就签发了任务，并顺手交出了任务书。宇智波优立刻双手握住对方的双手，激动的上下晃动，连声感谢道：“前辈，感谢前辈的信任，将这个重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不会辜负火影大人的嘉奖，不会辜负木叶村20万村民的盼望，坚决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然后他转身嗖的就消失在人群中，人都不见了。他说的最后半句话还在空气中回荡：“请您等我的好消息吧。”啊！被晃懵的行政忍者又愣了半天，才在一阵哄堂大笑中被惊醒。30几岁的人被闹了个大红脸，笑声甚至惊动了不远处的新任指挥官大蛇丸施施然的走了过来。大蛇丸的身边自带阴冷气息，没有人会在他面前嬉皮笑脸。他出现在任务中心的时候，笑声在瞬间就彻底消失，陷入了绝对的安静状态。大蛇丸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脸颊，扫视了在场所有的人后，看向了一位40多岁的中年忍者，问道：“虽说忍君的纪律很一般，但这样的大声喧哗也实在是太过分了。你告诉我，这里出什么事了？”听完中年忍者的报告，大蛇丸平静地说道：“哦，原来是宇智波优，宇智波家族最年轻的3勾玉写轮眼啊，把他领取的任务给我看看。”是。一目十行的看完任务存根，大蛇丸随手将资料还了回去，并没有说什么话，就离开了任务中心。很快，任务中心就恢复了正常，但大蛇丸出没的影响久久无法消失。所有人在说话的时候都下意识地压低了声音，就像是在说悄悄话一样。离开忍者们的视线后，大蛇丸的脸上出现了意味深长的笑容，他抬头看向西南方向，也就是木叶村的方向。三轮雅士趴在宇智波优的肩头，将任务书翻过来倒过去的看了几遍，却看不出来这个任务怎么就是休假任务了。狸花猫就这个问题询问了宇智波优。宇智波优翻开了任务书的家页，指着详细条目说道：“这里的细则规定才是真正的休假。巡视范围是汤之国东侧的汤山半岛海域，监控巡视范围内海上的雾隐忍者活动，猎杀雾隐忍者，如遇大队敌人及时示警。汤山半岛海域那可是好大一片海域，海岸线就有400多公里喵。”三轮雅士惊讶地问道：“那么大的范围，每天跑来跑去的，不得累死？难怪上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你哪来的时间休息喵？”宇智波优双手并指，交叉结印，查克拉骤然分割出去好大一块，在一阵白烟中分出来了另一个自己。影子分身术。三轮雅士惊讶地赞道：“你终于掌握了这个术，真是太不容易喵。”宇智波优心有余悸地感慨道：“谁能想到我的特殊查克拉运行状态会在这个忍术上遭遇这么大的麻烦？没有拿到卷轴之前，我真没有想到影子分身术是以自身为模板，拓印出影分身的查克拉循环系统，自然地复制出自己的实体分身。别人使用影子分身术，难题在于没有足够的查克拉填充术式结构，我的麻烦却是经脉中已经没有了查克拉，只能自己勾勒查克拉运行线路。不过影子分身术再难，还是比我掌握的战国时代忍术简单。而且有了这个术，我就能用影分身巡视整片海域，自己可以找个合适的岛屿安心休息。烤架、香料还有茶和酒我都准备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太棒了喵！一人一猫得到了任务书，兴奋地带着早就收拾好的行李，当时就离开了木叶忍军的大营，向着东南方向一路狂奔。到下午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抵达了汤之国的汤山半岛，从整个汤之国最东的位置出海。焦急的他们根本顾不上寻找船只，直接以水上行走之术跑过海面，直接抵达地图上标示的一处无人岛屿。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宇智波优找到港湾的沙滩，收集柴草点燃篝火，将顺手收集的椰子上打个洞丢进火中，这才和三轮雅士坐在篝火旁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直到此时，他感觉到自己脱离了木叶的牵绊，不需要再谨小慎微地抑制着自然能量，同时又要抽取身体细胞中的查克拉，刻意地伪装出查克拉的流动。在到处都是白眼监控的忍军营地，他要是不这么做出伪装，绝对会被那些日向家的透视眼看出破绽。忍者这个职业功高防低，在高死亡率的威胁下，忍者的戒备心和警惕心堪称病态。日向家族的忍者绝对不会放过宇智波优露出的破绽，他们会第一时间将异常情况报告给指挥官。刚刚更换的指挥官是冷军大蛇丸，这个以多疑凶残、缜密冷静著称的隐疾忍者，正是当前忍界最有可能看穿自己秘密的人。宇智波优是不愿出现在大蛇丸的视线范围，就算现在名声初起，他也希望这家伙对自己的重视程度不要太大，不然以后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好操作。
能够脱离白眼密度极高的汤之国大陆，来到不会被人监视的无人岛，宇智波优只觉得身心舒畅。他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直接向后躺在了沙子上，惬意地说道：“真舒服啊！”但是宇智波优的想法注定落空。前世做了20年底层片警，这辈子也是在底层忍者圈子里混，根本没有那种高层的视野和思考习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宇智波家族的所作所为，在从小就接受火影的教育，并以火影继承人自居的大蛇丸看来，比正午时分天上的太阳都要刺眼。他在个人实力方面的掩饰，根本不能防止大蛇丸投射来的注视目光。两人关注的领域是完全不同的。大蛇丸的眼光何等敏锐，他因为宇智波优的政治智慧而重视。随着观察的时间增加，他很快就发现了宇智波优在实力方面的异常，继而开始追查过往的战绩。就在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分享滚烫香甜的椰子之时，大蛇丸找到了10天前被宇智波优杀死的尸体，开始进行最细致的尸检。随着这些散发着恶臭的尸体被一层层剥开，大蛇丸的眼睛越来越亮，沙哑的嗓音发出了愉悦的笑声。大蛇丸连续进行了6次最细致的尸检，耗尽了整整1夜的时间。终于，他通过种种细节彻底排除了这些忍者死于火遁的可能性，也确认破碎的心脏正是被各自的心机搅碎的。尽管时间过去10天，高浓度的肾上腺素早已自然代谢，完全检测不出来，但大蛇丸还是通过肌肉、血管和神经的扭曲发现了蛛丝马迹。大蛇丸并不是霓虹国东京市米花町的侦探，他不需要找到真凭实据的铁证，分析出这些痕迹足够推论出根部忍者的死因，能够确认怀疑对象有问题，对他来说就足够了。颇为困倦的大蛇丸用舌头舔舐了自己的眼睛，用这种方式强行提神后，他的精神逐渐亢奋起来。将一整夜记录的数据拿出来仔细分析，他在脑海中构建了种种不同的、前所未有的战斗模式。呵呵呵，真是有意思。排除种种伪装的痕迹，这些根部忍者死亡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体外无伤，仅有的4个死前就受伤的，伤口居然是他们彼此造成的。自相残杀呀！是直接从神经成名操控人体的傀儡术，还是完全掌控人心的幻术？考虑到宇智波家族的血轮眼，幻术的可能性比较大，但这解释不了肌肉紧绷到断裂的现象，更加没有办法解释心肌撕裂心脏的死因。大蛇丸陷入了沉思，在无数的奇思妙想后，开始逐一审视并排除了种种可能性，最终他想到了一个违背常理的答案。这个答案甚至让他感到了难以置信，以至于惊讶地叫出了声音：幻术能够欺骗大脑到接管神经网络的程度？神经网络能够被接管？这怎么可能？大蛇丸越来越兴奋，甚至舌头都忍不住露出了分叉的改造形象，他说话的声音都因此变了调子。有可能，不，必须是这样。宇智波优这家伙才18岁，居然能把幻术开发到这种程度，原来宇智波家族的天才是这样的夸张啊！不对，我想的不对，这可不仅仅是幻术的天赋，还需要对人体的解剖学了解之深才行，而且必须得对神经系统全面了解才行。这可不仅仅是超过了我的知识范畴，哪怕是纲手在神经方面也没有这么深的研究，这不可能，他哪有时间和资源进行足够数量的解剖呢？大蛇丸对于想不明白的问题并不纠结，随手拿出一个卷轴记录下自己的疑问和猜想，就暂时放弃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他收拾好自己的临时实验室，将各种器材和药剂打包封存。解剖后的几具尸体并没有动，而是点燃火焰焚烧。等到尸体和其他证据都在火焰中被烧得面目全非，大蛇丸随手施展土遁，将这个临时挖掘出来的地下洞穴崩塌，将一切痕迹都掩埋在深深的地底。就在他离开地面后，突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等等，我记得志村团藏派出的根部忍者是4个小队和2个活体兵器，加上负责指挥的根部忍者，正好是15个人。负责指挥的根部忍者是我曾经的试验品，他是那个有2颗心脏的家伙。尸体呢？闭着眼睛回想了一番，大蛇丸就确定收集到的尸体中没有自己的试验品。再回想起宇智波优的报告中提到，他用火遁、好火球之术杀死了4名敌人，炸得他们尸骨无存。宇智波优这个人真是越想越觉得有意思，明明什么话都说了，但就是能夹在一大堆废话里，连我都被糊弄过去了。玩弄报告文字的水平比我厉害不少。谜一样的宇智波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做得滴水不漏，唯独在高层工作的演示上搞得错漏百出，看来是真的缺乏领导者经验。难道宇智波优不是宇智波家族特意培养出来的下一任族长，而是凭借天赋崛起的草根宇智波？同样身为草根出身的大蛇丸此时产生了共情，对宇智波优的好感直线上升。大蛇丸决定帮助宇智波优掩饰好他留下的破绽，不只是因为好感，还因为好奇。是的，大蛇丸对宇智波优的好奇直接爆表了，他甚至顾不得接下来要处理的工作，原地坐下开始全盘分析这个突然进入他视野的宇智波家族新起之秀。他要将所有的资料都在脑海中过一遍，重新编排整理，从更高的层面上看清楚宇智波优的全貌。许久之后，大蛇丸的眼中泛起的惊叹神色越来越浓郁，他对于宇智波优没有了开始时的俯视感，而是完全视为平等的角色。没想到宇智波优如此奇怪，他除了那双血轮眼，哪都不像是宇智波家族的人。跟他相比，那个更有名的宇智波带土，其实还是宇智波固执到偏执、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的骄傲。大蛇丸的眉头紧皱，喃喃自语道：“这也就算了，奇怪的是，他给我了一种非常非常熟悉的感觉。是谁呢？老师吗？不，他比老师可厉害得多了，除了个人实力不够格，其他所有方面都能让我为之惊叹。那么就是比老师更厉害，而且我还见过的忍者半藏。呵呵，他只是战斗力够强，作为领袖不值一提。初代火影大人，初代去世的时候我还不到1岁呢。千手柱间大人的细胞我确实非常熟悉，但他这个人我可不熟悉，不会是他。
突然间，大蛇丸的脑袋里灵光乍现，他甚至被自己的奇思妙想震惊到叫了出来。二代火影，千手飞剑大人，没错，就是千手飞剑大人，这个感觉对了。实力强大，耐心充足，善于隐忍布局，善于开发忍术，善于玩弄政治手段，宇智波鼬非常像飞剑大人。大蛇丸忍不住苦笑了起来，他开始为老师猿飞日产担心了。宇智波家族突然冒出来个类似二代火影的家伙，简直就像开玩笑，但对于三代火影来说，是真的遇到对手了。如果宇智波鼬成为了宇智波家族的掌权者，大蛇丸觉得自己的老师大概应该是被他全方位碾压，弄得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样子，很可能会成为常态。大蛇丸歪着脑袋，兰德用右手搓了搓自己的下巴，喃喃道，又或者宇智波鼬成为宇智波族长后，他的对手是我，那可就真的太有趣了。如果有他作为对手，我来做四代火影倒也不会无聊了呢。火影永生，哈哈哈哈！突然大蛇丸疯狂地笑了起来，他笑的是那样肆意，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甚至丝毫不顾及被笑声惊动的守卫忍者偷偷看过来的奇怪眼光。我在想什么啊？大蛇丸自嘲地说道，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初代火影大人突然就死了，二代火影大人也突然就死了，绳树也是突然就算是实力强大运气好又怎样，硕茂前辈不也是突然就死了吗？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战争结束，我在想什么呀？大蛇丸看向东方升起的朝阳，开心地笑道，宇智波鼬，如果你能够活到战争结束，我也能够活到战争结束，我就作为四代火影和你好好的玩一玩，不论是10年还是20年30年，总要让我们这短暂且脆弱的生命活得足够精彩。咦，宇智波鼬突然打了个寒战，他的心脏咚咚狂跳，然后又迅速的平息下去，只留下一身白毛汗，黏糊糊湿漉漉冷冰冰的，十分不舒服。这他喵的又是谁在算计我？还是谁发现了我的某个秘密？烦死了！宇智波鼬满脸都是便秘的表情。在他所有的神通中，这个心血来潮是最不靠谱的神通，发动的时候毫无前奏，总是来无影去无踪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就算是成功发动了，作用也不大，因为宇智波鼬他不会真正的预知，也不会掐指一算末运天机，他没有办法知道神通因为什么原因爆发。心血来潮还很容易受到宇智波鼬的知识、情报、常识的干扰，甚至连心情的变化都能强烈干扰。有时候经过重重干扰，心血来潮神通带给宇智波鼬的完全就是误导，初见朝阳紫气的喜悦心情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子给毁了。但宇智波鼬并没有立刻起身，而是继续坐在这个海边的礁石上，闭上了眼睛，继续回味第一道紫气进入丹田的感受。昨天晚上抵达无人岛后，宇智波鼬就和三轮雅士开启了大胃狂欢模式。一人一猫喝完了椰子水后，将篝火堆成巨大的火堆，拿出储存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架在火上烤了吃，从月亮出生一直吃到月至中天。感觉不过瘾的三轮雅士甚至趁着夜色下海，试图在漆黑的海水中捕捉点什么海鲜。作为一只原生地为沙漠的猫咪，他的企图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当三轮雅士无奈的上岸后，却发现身后的大海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光了。无数的荧光乌贼从深海游到这个小小的海湾，他们在这片浅浅的海湾中嬉戏追逐打闹，相互间用发出的蓝绿色荧光亮度作为竞争手段，争夺着涨潮时海流进入海湾的上游位置。三轮雅士再次冲入大海展开了捕猎，这些发光的乌贼是如此的密集，根本没有躲避的空间，狸花猫闭着眼睛挥动爪子都能勾住最少一只乌贼，随随便便就捕捉到了30-40条乌贼。容易到极限的捕猎反而打消了三轮雅士兴趣，他挎着一张脸走回海滩，抖掉身上的海水，蜷缩进宇智波鼬的怀里，陪着铲屎官静静地看着光辉反超星空的大海。没有了捕猎的乐趣，连享受铁板乌贼的感觉都逊色了不少。三轮雅士稍微吃掉了10几只乌贼，就没有了胃口。他突然开口问道：“这么多的乌贼，这是在做什么喵？为什么聚集这么多喵？为什么不怕死喵？”宇智波鼬眼睛根本无法从海面上挪开，他回答的声音也似乎充满了某种奇怪的韵律。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大草原又到了动物们交。呸，错了，重来。冬天到了，大海上的乌贼开始了1年1次的盛大聚会，它们聚集在温暖的海湾之中，产下无数的卵，为来年春天的孵化做好准备。好好说话喵！宇智波鼬哈哈笑了起来，他说道：“我不是海洋专家，对这些乌贼没有什么了解，只能按照常理猜一猜。我觉得眼前这个海湾是这种荧光乌贼的产卵地，可能是这里的海水比较温暖，产下的卵比较容易过冬，也许是海湾中完全被沙子覆盖，捕食者无法将所有的乌贼的卵都吃光。总之，这里应该是它们的卵最适合过冬的地方。看乌贼们疯狂的程度，也许它们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甚至过了今晚，它们就会死亡。为了产下自己的后代，为了让自己的生命密码得以延续下去，乌贼们会用尽一切力量。此时此刻的他们是完全不顾自己的生命了。”三轮雅士沉默了，通过宇智波鼬的解释，他终于感受到了这些随便就能捕捉到的乌贼的疯狂。他们就坐在海滩上，静静地看着，他们看的不是某一只乌贼，而是与星光灿烂的夜空交相辉映的大海，看着那无数乌贼组成的恢宏壮丽的生命狂潮。突然，宇智波鼬敏锐地察觉到洋流出现了反向的变化，海水开始向海湾内流动，涨潮的时间到了。随着海水的灌入，宇智波鼬感受到了乌贼们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它们不仅仅是荧光亮度再次翻倍，甚至每只乌贼都开始散发出强烈到足以被感知的查克拉，并且转换为强力的电磁波。无数的乌贼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而有力的磁场，笼罩在整个海湾中，简直就像是某种天然的结界。梨花酱，喵！涨潮了，乌贼聚会的高潮也要来了。轰！宇智波鼬的话音未落，
一条巨大的剑鱼就从海湾入口乘着涨潮的波浪蹦蹦跳跳地冲进了海湾，然后是第二条、第三条，越来越多的剑鱼冲了进来。这种比其余更加罕见、体型更加庞大、战斗力更加凶猛的大型食肉鱼类，竟然在这个小小海湾中聚集了20几条，简直是不可思议。毫无疑问，荧光乌贼有不为人知的特殊价值，值得漫游在整个忍界海域的剑鱼不远万里地聚集起来。剑鱼的高速在磁场中切割着磁力线，瞬间引发了强烈的电流，明亮的电火花在剑鱼的体表流窜，让它们感受到极大的痛苦，甚至连鳞片都在电击中掉落。强忍着疼痛的剑鱼拼命摆动身躯，努力追逐着体型更大、肚子鼓胀如球的雌性乌贼，一旦咬住就撕下乌贼的肚子吞下去，对于乌贼的脑袋和触手不屑一顾。宇智波优瞬间明悟，剑鱼是来掠食鱼子的，乌贼鱼子是好东西。不过看到20几条剑鱼都是电光缭绕的痛苦样子，他的贪婪之心骤起骤消。乌贼鱼子完全可以等乌贼们离开后再想办法捞上来，没必要顶着乌贼的电磁结界下海。孱弱的结界似乎并不能杀死体型庞大的剑鱼，但电击造成疼痛也不是那么好承受的。体型较小的剑鱼似乎是吃饱了，也可能是疼得受不了，率先退出了海湾。接着体型更大的剑鱼也排着队离开了海湾，在外海一哄而散。宇智波优不由得说道：奇怪，这些剑鱼怎么像是在逃命？难道还有更加凶猛的家伙要来？此时雌性乌贼已经开始排卵，那一串串的卵竟然也是会发光的，在漆黑的海水中显得无比灿烂。雄性乌贼也在海潮的上游排经，乌泱乌泱的乌贼们将海水都乳化了，海湾内的海水失去了清澈透明的感觉。三轮雅士和宇智波优瞬间觉得反胃，对于眼前的海水无比嫌弃。宇智波优更是一拍沙滩，施展出了土遁忍术。土遁岩柱，在宇智波优的控制下，原本攻击性的忍术效果变得缓缓释放，大约直径10米范围内的沙子被岩柱托起，连同篝火一起抬升了10几米。就在此时，海湾外的漆黑海水中，一根大的难以形容的触手升了起来，蜿蜒着向海湾中探了过来。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大惊失色，他们都感受到从触手上散发的查克拉，尽管强度不怎么样，但那种充满憎恶情绪的查克拉是尾兽的查克拉呀！遇到尾兽是不可能的，如今的东海所有的尾兽都被封印成了人柱力，而遇到人柱力绝对是需要返回营地汇报的重大情报。宇智波都傻眼了，他利用特殊任务进行的变相休假，难道有效期只有半个晚上？随着触手的本体露出海面，宇智波优确认还好，虚惊一场。海湾外面的触手不属于人柱力，也不属于某只尾兽，而是属于一只圆滚滚的八爪章鱼，只是这只章鱼的个子非常的庞大，那脑袋就像一栋8层的大楼，那触手长短粗细变幻不定，抻直了足以延伸到100米之外，最细的时候也有几米的直径。如此庞大的身躯，乌贼们的电磁结界可就不够格阻拦了。其余已经向宇智波优证明，乌贼的鱼子比乌贼更有价值，所以巨型章鱼的目标不言而喻，也是鱼子。当然，以它的体型来说，肯定是无法像剑鱼一样只吃乌贼腹部，只能用触手捕捉几十上百只乌贼，然后一口闷下。但它此时的目标也会优先捕捉雌性乌贼，吃到满嘴的乌贼，同时也能吃到满满的鱼子。等到雌性乌贼完成产卵，细小的鱼子就会沉入海湾底部，和厚厚的沙子混杂在一起。章鱼那巨大的触手再怎么灵活，巨大的体型都决定了它不可能拾取和沙子混在一起的鱼子。所以章鱼努力地靠近海湾，努力地将触手刚刚探进海湾，试图捕捉聚集在一起的乌贼。乌贼群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抵御如此庞然巨物，于是雄性乌贼们重新聚集在一起，游到海湾的入口处，倾尽全力地发出了更加明亮的荧光，并且爆发出更加强大的磁场。巨型章鱼异常的巨大，还散发着独属于尾兽的查克拉，但依然有着章鱼的通病，那就是每条触手也有独立的脑子，而且不听大脑的指挥。它的触手每次经过雄性乌贼群的上空，就被雄性乌贼们发出的光电信号吸引，违背大脑的意愿，就近捕捉了雄性乌贼。章鱼一次次努力地向海湾探出触手，都在雄性乌贼的努力下半路转向，捕捉的都是没有多少营养价值的雄性乌贼。这些完成了交配的雄性乌贼就这样以自身为诱饵，保证海湾内的雌性能够安全地完成产卵过程。等到雄性乌贼在触手的攻击下死得七七八八，荧光乌贼的年度聚会也已经接近尾声，它们身上的荧光开始熄灭，狂热的繁殖欲望开始消退，求生的本能重新占据上风。乌贼们一哄而散，让触手直径超过3米的章鱼无可奈何，只能竖起8只触手拍打海面，发泄怒火和不甘。三轮雅士突然开口道：哟，你说这个大家伙好吃喵？宇智波优一愣，这种见到未知生物首先考虑好不好吃的习惯，可不是你红金的思维，而是独属于炎黄文脉的3大本能之首。他的嘴角咧开了，尽管炎黄文明的血脉是蓝星珠文明中最纯粹的，但咱真的不以血脉区分外人和自己人。梨花酱，你有这样的觉悟，就已经是合格的炎黄家的猫了。宇智波优得意地大笑起来，他指着大章鱼说道：章鱼是海鲜，海鲜越是活泼越是凶猛，味道就越好吃，它一定很好吃。大笑声中，宇智波优澎湃的自然能量和查克拉一起散发出去，形成一道如同火山喷发一样的超凡气焰，让那只超凡章鱼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过来。来吧，9个脑袋的八爪鱼，到岸上来，成为本大爷的章鱼烧。感受到强烈的查克拉，尤其是混着纯粹自然能量的味道，章鱼本来就不太多的理智彻底消失，甚至连求生的本能都被生命层次晋升的欲望压制。他用坚硬的喙摩擦，发出咯吱吱的错磨声，8条触手的脑子终于团结一致，托举着巨大如同小山一样的圆脑袋，艰难地登上了海岸。章鱼的眼睛直径和人身高接近，水汪汪的大眼睛中透露出不加掩饰的贪婪，
直勾勾地盯着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狸花猫没有宇智波鼬的心态稳定，被巨大猎杀者盯视，让他浑身不自在，全身的毛都炸开，身体高高的拱起，尾巴竖直如同旗杆。战斗姿态的三轮雅士发出了哈的威胁嘶吼，做好了攻击的全部准备。宇智波鼬心有灵犀，瞬间明白了狸花猫的意图，他放弃了自己已经准备好的串烧忍术，改为宇智波家族最流行的忍术——火遁奉仙火之术。宇智波鼬施展这个术不需要复杂的结印，而是双手合成喇叭状，鼓起腮帮子向前一吹，密集的火焰团就飞了出去。数千朵形似凤尾的火焰团包围了巨大章鱼，小小如拳头的火焰灼伤了章鱼的表皮，使之迅速脱水碳化。但伤害也就仅止于此。章鱼的皮肤饱含水分和胶质，厚度更是超过一个人的身体宽度。小小的凤仙火灼烧出拳头大的伤口，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伤害。章鱼脱离海水后，在陆地上的每一次挪动，身体下面的皮肤都会被地面上凸起的礁石割出来一道道巨大的豁口。这些伤口极深，蓝色的血液哗哗地流淌出来，比凤仙火所能造成的伤害严重100倍1000倍。但通过火焰跳跃而来的三轮雅士杀伤力更高，它的4只爪子上都缠绕着白色的光带，正是狸花猫的仙法纯白利爪。三轮雅士将4只爪子都放到章鱼的身体上，随着仙术查克拉的灌注，白色火焰构成的丝带骤然变长，形成了如同忍刀一样的巨爪。狸花猫绕着一根触手根部快速传动一圈，巨大的触手上就出现了一圈散发着焦香味的伤口。香喷喷的伤口甚至没有血液流出，却造成了极为剧烈的疼痛。章鱼发出了痛苦的咔嗒声，操纵着所有的触手围捕小小的敌人。狸花猫借助密密麻麻的火焰，在8条触手攻击中灵活闪现，将8根触手耍得团团转，很快就有了打结的趋势。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三轮雅士将攻击集中到受伤的触手根部，持续不断地加深伤口。随着创口不断加深，疼痛的感受也越发激烈，章鱼磨牙声音更加的刺耳。8条触手上开始冒出闪电，试图增加捕获敌人的机会。宇智波鼬感到了惊讶，雷遁为什么拖到现在才用雷遁？山一样的章鱼全身都冒出了闪电电弧，仿佛就是一座暴怒的雷云，即将激发恐怖的雷霆，灭杀敌人。但宇智波鼬并不担心自己和三轮雅士的安全。雷遁不是真实的自然闪电，需要雷遁查克拉建立电击通道，雷遁闪电才能激发。闪电的速度是光速，但雷遁查克拉的速度可不是。火焰穿梭配合猫仙人的反应速度是无解的战术。后来炎影忍者用数十条生命证实，没有对等的空间能力，就不要尝试挑战掌握空间闪烁能力的敌人。统治忍界的忍者做不到，大号的章鱼更加做不到了。他的8打截条触手就算是发出了闪电狂潮，没有碰到三轮雅士的一根毛。雷遁不可能击中穿梭空间的三轮雅士。宇智波鼬吸纳风属自然能量后，身边就常伴微风，随时能够操纵风遁查克拉转化为忍术。如果雷遁查克拉延伸到他的身边，第一时间就被风遁查克拉驱散。风遁克雷遁用在查克拉野兽身上是不会产生任何意外的。随着攻击一次次加深，这条受伤的触手害怕了，他无视了大脑的攻击命令，开始蜷缩起来，试图保护自己。但8条触手都拦不住三轮雅士的攻击，单独1条触手的防御又如何阻止火焰丝带的切割呢？随着攻击次数的一次次增加，伤口也越来越深。终于，灼烧伤口已经大到堵不住鲜血了，大量的蓝色血液喷溅出来，受伤的触手乱了章法。他疯狂的攻击干扰到了其他的触手，反而给了狸花猫蓄力攻击的机会。三轮雅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仙术查克拉在右前爪聚集，白色丝带不断的延伸，形成了如同野太刀一样的火焰巨刃。白色的火焰巨刃深深地切入了章鱼的伤口，在发出呲呲的铁板烧炙烤声后，巨大的触手终于齐根断掉。原本蜿蜒如龙的触手瞬间收缩成一团，感受到死亡的触手脑子拼命挣扎，在沙滩上活跃的跳动，就像是受到惊吓而断掉的壁虎尾巴。评估了尺寸，宇智波鼬想觉得这一根就够吃了，他开始考虑剩下的7根是不是给章鱼留着，至少能够持久保鲜。但章鱼此时被贪婪掌控，并没有任何撤退的自觉，反而舞动着剩下的7根触手围攻小小的三轮雅士。宇智波鼬看到自己的道侣在触手腹的缝隙间闪避，感受到章鱼坚定的贪婪，顿时勃然大怒。我给了你机会，可你不但不逃跑，还胆敢向梨花酱还击。宇智波鼬双手一合，发出了清脆的鼓掌声，下一刻他却愣在了原地。他直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有适合对付眼前这种巨兽的术。之前准备好的串烧忍术规模有限，只能给章鱼带来足够的痛苦，却不能造成一击致命的效果。无论是在木叶村对付根部忍者的土遁术，还是川之国弄死杀影忍者的火焰风暴，或者刚刚灭杀15名根部忍者的心灵幻术，都不能用来对付这么大的巨型怪物。尤其是心灵幻术，对付人类无往不利，对付尾兽可能也很拿手，但对付这种大脑之外还有8个脑子的章鱼就毫无意义了。宇智波鼬早已经施展了幻术，借助章鱼的贪婪，轻而易举地控制了章鱼的大脑，但他7条触手上的脑子的贪婪压制了大脑的谨慎。而且触手的脑子从底层就和大脑不同，身为人类的宇智波鼬完全无法理解，甚至连暗示种子都无法种下去。面对触手大脑这种莫名其妙的奇特思维核心，他就像面对3进制外星电脑的黑客，找不到着手的入口。宇智波鼬自嘲地说道，咱又多了个需要研究的项目，针对大型甚至巨型敌人的专用术式。仔细想想，在未来的忍界，类似的巨大忍兽或傀儡并不罕见，而且就算是爆发宇智波内战，也能用来对付须佐能乎吗？至于眼前的巨大章鱼，宇智波鼬自然也是有办法对付的。没有适合对付他的忍术，并不是说巨型章鱼拥有强大防御力，像须佐能乎那样完全不破防，而是体型够大，单个忍术的破坏力不够致命罢了。既然如此，就不要怪我不给你痛快，享受凌迟的美妙吧。
宇智波优再次核实，以风属自然能量推动细胞中的风盾查克拉，构建成完整的术式结构，然后发动了忍术。风盾、锋刃连切即在宇智波优的身边诞生了淡青色的风圈，数不清的锋刃从风圈中被挤压成型，然后如同一群群的雨燕扑向章鱼。淡青色的锋刃很快就数以千计，但每个都在宇智波优的控制之下，精准地绕过冲杀在前的三轮雅士，在章鱼的身上刮下一片片菲薄到近乎透明的肉片。突然爆发的疼痛让7只触手上的大脑感到了畏惧，他们想要逃跑了，但大脑被优的幻术彻底扰乱，根本没有办法协调7条触手。于是触手们做出了各自的判断，逃跑是统一的共识，向哪里跑也没有任何分歧。章鱼总不能上山躲避敌人，但怎么跑就是一个大大的问题了。没有一条触手想要牺牲自己成全整体，所以7条触手同时向着大海的方向伸得笔直，整只章鱼就变成直挺挺的躺在沙滩上，将最致命的脑袋暴露给了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这还有什么可客气的？三轮雅士稍稍蓄力，将白色的火焰丝带延长，包裹住自己的全身，然后一跃而起。宇智波优适时将锋刃解散成为风卷，悬停在空中，为三轮雅士提供了一连串的落脚点，帮助他跳到100米高处，又以疾风帮他加速俯冲。狸花猫变成了一枚白色的火焰之箭，拖着长长的尾焰扎入了巨型章鱼的又一条触手的根部。宇智波优控制着风刃群，顺着狸花猫开辟的缺口冲入了章鱼的体内，从内部加快破坏的进程。喧闹的战场突然变得安静，只有淡青色锋刃发出轻轻的锐利风声，源源不断灌入章鱼的伤口。突然，一道白光从下方冲破了章鱼的触手根部，三轮雅士稳稳地落在沙滩上，他全身裹着白色的火焰丝带铠甲，没有沾染一丝血迹和污秽。狸花猫抖落身上沾染的沙粒，迈着威武霸气的猫步，穿过一朵又一朵火焰，向宇智波优走来。在狸花猫的身后，黑色的墨汁和蓝色的血液从破开的伤口滚滚流出，很快就污染了一大片沙滩。失血过多导致章鱼的脑袋如同泄气的氢气球，缓缓地瘪下去了许多，甚至连眼睛都显得枯萎，出现了褶皱。三轮雅士走到宇智波优的脚下，解散火焰丝带铠甲，先是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然后在铲屎官小腿上蹭了蹭，沾染上让自己安心的气味，这才一跃而起，趴到自己最喜欢的肩膀上。他打了大大的哈欠，遗憾地说道：“这只大章鱼应该不会再死心眼的和我们拼命了吧？这家伙可不能一下子打死了，否则我们就很难吃到这么肥的肉了。”宇智波优继续操纵锋刃，一点点肢解垂死挣扎的2条断裂触手。如果跳动的太厉害，会导致肉质的紧实程度下降，口感就会差那么一点。听到狸花猫的话，他赞同地说道：“是啊，虽然可以做成章鱼肉干，以后用水泡发了再吃，但章鱼肉不是贝类的瑶柱，干制并不会产生独特的风味。还是现在这样，先切出来的章鱼肉才能品尝到最鲜美的风味。”处理好掉落的2条触手，宇智波优带着狸花猫用顺身术靠近章鱼的脑袋，在那上面打下了一个大大的文章。狸花猫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喵？”宇智波优回答道：“这是我给这个大个子打的标记，有了这个标记，他回到大海，不论躲得多远，我都能找到他的藏身之地。现在可以放心的放他离去，以便保持着生肉的新鲜。”宇智波优解开对章鱼大脑的控制，顺手激活早已植入的暗示种子，激发章鱼的恐惧感和求生欲。章鱼在暗示和疼痛的作用下，彻底意识到自己不是敌人的对手，甚至自身还是成为了对方的猎物。在强烈的恐惧和求生欲的推动下，大脑迅速说服了剩下的6条触手，大家齐心协力的交替用力，向着大海的方向狂奔。到了海边，章鱼一头扎进海水中，他头也不回地向东南方向游动，一边喷水前进，一边喷出大量的墨汁，将途经的海水染成彻底的黑色。很快，这个庞然巨兽就消失在漆黑的海水中。三轮雅士看着漆黑的海水，撇撇嘴，问道：“没有丢喵？”宇智波优伸手指向东南，慢慢的又转向了东北方向，回答道：“没有，我能很清楚地感知到我的标记，这家伙正在转向了东北方向，还挺狡猾的。”三轮雅士再次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用爪子揉了揉眼睛，嘟囔道：“回去要好好的长肉喵，我们馋了还会去找你的喵。”已经懒洋洋的三轮雅士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的精神陡然振作起来，猛然回过头看向宇智波优。宇智波优奇怪地问道：“怎么了？”狸花猫歪着脑袋盯着铲屎官，用奇怪的语气问道：“这么远还能感受的标记，是不是飞雷神的标记？你什么时候开发成功的喵？”宇智波优回答道：“只能算是完成了大半。这个标记，猪甚至还没有掉落到胃液，就被体内的自然能量包裹，几乎是瞬间就融化并被分解。”但宇智波优马上就发现这是个错觉，软化、融化都是错觉，实实在在的2颗珍珠还是落到了胃液中，坠落到胃壁上，停止不动了。吞咽过程中体验到的种种感觉都是错觉，那是珍珠内的雷属查克拉被释放出来，强大的雷属自然能量汇入了经脉之中，极大的壮大了雷属的比例，新的能量平衡开始重建。经过一个大周天的运转，宇智波优才发现，其实珍珠内蕴藏的雷属自然能量并不多，只是特别的纯粹且浓度极高。在自然能量中，雷属比风属更加活泼，而且彼此之间有强大的排斥力，因此游离状态的雷属自然能量非常分散，浓度极低，很难被吸引。但有了来自章鱼珍珠的高浓度雷属自然能量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雷属自然能量浓度达到一定的程度后，特性会产生逆转，从相互排斥转为无与伦比的强大吸引力，就像天空中打雷的时候，会将整片云朵中的电荷都吸引牵动一样。宇智波优体内的这一丝雷属自然能量产生的吸引范围，远远的超过了他所能感知的范围，远超预期的雷属自然能量以极快的速度汇聚到了他的身体周围，继而进入了他的身体内。大量的雷属自然能量聚集在宇智波优的身体表面聚合，表现为细碎的电弧和电火花。
紫色的电弧和蓝白色的电火花刚一出现，就会被宇智波鼬吸收。他的身体正是渴求雷属自然能量的时候，就像是无尽的电磁黑洞一样，贪婪的吸引和吸收着闪电。雷属自然能量聚集的速度很快，不久礁石上空便聚集起一团小小的铜云，那是雷属自然能量聚集到显形的程度后，衍生出强大的静电电荷所吸引的水蒸气聚集体。在强大的静电电场中，三轮雅士的毛发全部竖立起来，它变成了蓬松的毛绒玩具一样，可爱极了，但也危险极了。宇智波鼬在晋升的关键时刻，还是注意到了道侣的状况危急，他没有将梨花猫远远地甩出去，因为在静电电场中那样做更容易提前诱发闪电，对他更加危险。他微微地弯下腰，将头向前伸出，双手呈弧形抓住了双脚，用自己的身体制作了一个法拉第笼。毫无疑问，正在吸取雷属自然能量的宇智波鼬，他的身体是最好的电的两导体。用最佳的人体导体制作成法拉第笼成型的瞬间，就隔断了静电电场对三轮雅士的影响。他的毛发垂落下来，恢复了正常的状态。就在三轮雅士开口想要说什么的时候，一道耀眼的闪电就在他面前爆发，距离实在是太近了，几乎是近在眼前。闪电的强光让梨花猫陷入了短暂的失明。三轮雅士暂时看不到，却能听到接踵而来的一连串炸裂的轰鸣，密集的闪电雷暴正在爆发，但都被自己的铲屎官用身体接了下来，并且吸收进体内。他已经明白，这不是雷顿的闪电，而是自然的闪电，威力、速度都不是雷顿能够比拟的，说不为宇智波鼬担心是不可能的。但宇智波鼬现在还真不害怕，恰恰相反，他的感觉好极了。闪电正是自然界中最密集的雷属自然能量集合体，每一道闪电命中宇智波鼬，都能让他产生吃下一大口美食的感觉。虽然嘴巴里没有味道，但身体却有吃饱吃好后的充实感。雷云在短短的几秒钟就激发超过20道闪电，击中宇智波鼬的身体后，让他汲取到了足够多的雷属自然能量，成功的完成了4属性的自然能量平衡。几乎在瞬间完成的平衡，让经脉中的自然能量恢复了稳定的运行状态，而且从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强化。自然能量的强度增加，完全实现了和细胞中的查克拉的压力平衡，甚至隐隐有反向渗透出去，进一步驱逐细胞内查克拉的趋势。宇智波鼬稍稍加以约束，就阻止了自然能量的这种趋势，继续保持内外2套超凡能量的体系。现在他不用时时刻刻注意着经脉的状态，就可以腾出大量的精神力，更加游刃有余地调教心灵中的那只小怪物，压服心形也会变得更加轻松。这种身体饱满充盈、精神轻松畅快的感觉，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爽。宇智波鼬还察觉到自己的身体细胞中雷顿查克拉也成功的孕育出来了，进展比上次突破时更快。不知道为什么，宇智波鼬此时就想要笑，想要大笑。他咧开了嘴巴，狂笑起来，哈哈哈！下一秒，他开怀的大笑就被连绵的雷霆震爆淹没了。宇智波鼬满心疑惑，却发现自己的头发支棱起来了。他抬头看天，顿时脸色大变。因雷属自然能量聚集而产生的铜云并没有消失，反而越聚越大，越压越低，眼看一场真正的属于真实环境的雷暴就要爆发了。宇智波鼬心中明白，这是自己的晋升招惹的灾难，是自己的疏忽，在感应到附近雷属自然能量不足后，忘记再感应一轮水属和风属的状态，忽略了这里出现整发型上升气流的可能性。难怪刚才雷属自然能量的聚集产生了铜云，原来这里已经满足了一场雷暴的前置条件，只需要一个影子就能引发一场雷阵雨。偏偏自己在此时突破，集聚的雷属自然能量就成为了引爆的引子，就像人工降雨时播撒的碘化银。此时雷云中电光闪闪，雷声阵阵，虽然还没有闪电直接劈下来，但空气中已经能闻到浓烈的臭氧味道，头发上的静电也越来越强。宇智波鼬意识到这是自己不需要雷属自然能量，从两导体变回了普通的人体，这次没有直接将雷电勾引下来。但是现在雷霆劈到自己，也不是为自己充能了，而是实实在在的伤害，这可是自然雷电，电压数亿的闪电。雷云的吸引力可比他体内的那点自然能量强大的太多了，此时不知道多大范围内的雷属自然能量都被聚集过来，环境已经不适合使用大部分忍术和仙术，或许只有类似麒麟的雷顿才能完整的释放。如果他和三轮雅士使用火焰跳跃或者通灵逆通灵之类的术，下场绝对好不了。宇智波鼬倒吸一口冷气，将三轮雅士抱在怀里，从礁石上跳了下来，撒开脚丫子在海面上狂奔。他没有奢望躲到岛上的山里后就能完全避免雷暴的伤害，但那么大的大山，还有那么茂密的树木，多少也能为他遮挡一部分威力吧。亡命狂奔中，宇智波鼬发现情况就是最糟糕的可能，雷暴云竟然随着他的移动而移动，自己体内的自然能量隐隐约约和天空勾连，已经形成了断断续续的联系。见鬼了，没听说筑基期突破也要渡劫的。宇智波鼬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他奋力地将梨花猫远远地抛开。三轮雅士，离我越远越好，相信我能抗得过去。加油喵！梨花猫没有说那些烦人的废话，他非常干脆地四爪着地，飞快地向另一个方向狂奔，很快就消失在宇智波鼬的视线中。宇智波鼬很满意道侣的反应，他一口气跑到无人岛的山顶，这才停下了狂奔的脚步。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不会连累到三轮雅士，他决定尝试自救。宇智波鼬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忍术和仙术不能用，在超凡领域他也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但感觉是对的他就不挣扎了。开玩笑，兔子急了要蹬鹰，垂死时刻还要最后挣扎，他宇智波鼬不可能老老实实站着受雷劈。面对雷电攻击，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当然是躲进最大最好的掩体中，那就是脚下的大地。仙法土遁术，岩石在土属自然能量的作用下液化，宇智波鼬感到脚下一空，人就开始向下坠落。当他只有一个脑袋露在地面上时，终于忍不住抬头嘲笑道：贼老天，大爷我可是会钻地洞的，你能奈我何？
话音未落，因为土属自然能量的异常聚集，雷云中酝酿的雷暴中聚集到极限的雷属自然能量被吸引，一道近乎直线的链接终于生成了。就在宇智波鼬的脑袋刚刚没入液化的岩石中，一道明亮的闪电就直直地击中了宇智波鼬沉没的位置。轰！雷霆炸开，液化的岩石瞬间崩碎，水花一样的向上炸起，在半空中，雷属自然能量驱散了土属自然能量，水滴状的岩石重新恢复为坚硬的质地，噼里啪啦地掉落在地面。因为被软化了，岩石地面硬生生被雷霆炸开了一个直径30多米、深2米的大坑，重新硬化的岩石保留了水样的形态。本来已经沉入地下的宇智波鼬就这么再次暴露在空气中，脚下重新坚硬起来的岩石内充满了雷霆的残余力量，再也没有办法液化了。不死心的宇智波鼬双手合十，暴喝道：“土遁，土牢唐无！”咔嚓！啊！该死的雷遁，疾奔的走！咔嚓！啊！混蛋，以雷引雷也不行吗？那么水遁，大喷水！咔嚓！咔咔咔咔嚓！咔嚓！啊！啊呀！啊！水能引雷，一口气7、8次闪电打下来，宇智波鼬被电得浑身黢黑，爆炸头上的每一根发丝都在散发着袅袅青烟。风克雷，风克雷，风遁，龙卷沙！咦，真的有用！我撤！雷云在短暂的安静后，就像蓄力爆发一般，一道明显更加粗大的闪电如龙蜿蜒而下，瞬间将那道粗壮无比的龙卷风劈碎，然后直接砸到宇智波鼬的身上。尽管绝大多数的自然能量在雷霆炸响时被爆发的风属自然能量驱散了大半，但他还是感觉到了身体无处不在，甚至是从内而外的疼痛。宇智波鼬知道自己的内脏已经被雷火灼伤，这一次的攻击显然是突破了身体的多重防御，再这么下去真的要有生命危险了。他抬头看向天空，雷云沉沉，电光闪闪，很显然雷暴的能量还很充足，并没有结束的迹象。难道真的是雷劫？难道我堂堂穿越者，开拓全新仙道的修仙者，就这么死在筑基期的雷劫中？宇智波鼬的心中满满的都是不服气。在忍界比他宇智波鼬厉害的东西多了，大蛤蟆、大白蛇、大阔鱼、6道鬼仙，还有那高高在上的卯之女神，也没有听说他们被雷劈，凭什么就专门搞我呢？等等，大蛤蟆缩在洞里，大白蛇全家都缩在更大的洞里，大阔鱼从来不离开尸骨林，6道仙人躲在净土，难道他们也都被雷劈过？咔嚓！啊！宇智波鼬发现身体的剧烈疼痛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产生了痒痒的感觉，这种痒痒从内脏中开始出现，逐渐扩散，向内越过了坚硬的骨骼，侵染到了骨髓的深处，向外感染了肌肉和皮肤，那是真痒痒啊，痒得怎么挠都不能止痒。宇智波鼬眼看自己把手臂挠得出血，痒痒的感觉都没有丝毫的消退，他也只能强行忍耐住，不再抓挠身体。但让他感到绝望的是，痒痒的感觉正在向头部扩散，甚至连脑子都觉得痒痒了。糟了，我这是要长脑子，还是要死脑子？就在这时，又是一道闪电命中了他。咔嚓！啊！宇智波鼬的惨叫声在雷暴中响起，是那么的高亢，但下一刻就变了味道。啊哈哈哈！好爽！躲得远远的三轮雅士本来是一脸的担忧，但听到这一嗓子怪异的爽，小小的猫脸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囧字。又在做什么喵？怎么觉得好丢脸喵？紧接着，雷电不断坠落到大坑里，宇智波鼬高亢的爽爽爽舒服也随之不断的传来。三轮雅士越听越是羞愧，他用前爪捂住了自己的三角耳，趴在震颤的大地上，喃喃的询问自己：这么丢脸的铲屎官还能要喵？宇智波鼬现在真的很爽，从骨髓痒到脑子的感觉真是太恐怖了，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幸亏及时的挨了一击雷劈，电击的伤害是从内到外的，正好将电击全身的痒痒打掉了。相比于刚才的痒痒地狱，疼痛的感觉堪称幸福。奇怪的是，雷击带来的痛感竟然迅速消失，宇智波鼬马上就感觉到全身上下就像长草一样，萌发了无数痒痒的感觉。宇智波鼬赫然变色，趁着痒痒的感觉还没有全面爆发，连忙从深度已经达到4米的坑底爬出来。他在深坑边上如同浪花一样的石头上站直了，高高的举起了左手，作为右撇子，只能让左手多承受一些。痒的感觉没有到位时，他还是有点害怕雷击，毕竟从内到外冒烟的疼痛也不是好受的，因此能做的也就是举起左手。但随着强烈的痒痒爆发性增长，宇智波鼬开始怀念疼痛了。他首次主动的催动雷属自然能量，也不组成什么术士，就约束着向天空的雷云延伸过去，就像富兰克林放风筝一样，他要主动引雷。雷霆如愿降临，打得宇智波鼬全身痉挛，疼痛又一次驱散了痒痒，其中的爽快让他高声嚎叫起来：疼死老子了，疼得好啊！咔嚓，爽，爽得很！咔嚓，不够劲啊，再来！咔嚓，爽！持续不断的雷霆加深，宇智波鼬的身体并没有被毁坏，反而是由内到外的被雷电彻底的清理了个干净。在道家所有的流派中，对于雷霆都是格外的推崇，认为雷霆是天地之枢机，阴阳之总纲，具有大破坏大毁灭之力的同时，又是萌发生机、造化万物的源头。受到经脉中雷属自然能量的保护，雷击带给宇智波鼬的并不是毁灭，而是生命层次的跃升。经过雷霆的洗涤的他，铸造了最为坚固的道基，甚至呈现出些许高阶生命的迹象，比如说肉体的雷抗足以正面抵抗自然闪电。未来如果有哪个不开眼的云阴忍者操纵雷遁或蓝遁攻击宇智波鼬，就能够体会到什么是绝望。哪怕是他们开发出类似麒麟的 S 级雷遁忍术，宇智波鼬也能若无其事的用胸膛硬接，绝对能惊掉无数的下巴。如此神奇的抗性，能够和6道级的强者匹配。当然，真正的强者是全属性都这么强，
而宇智波优暂时只能抵抗雷霆。但宇智波优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他对雷霆的抗性源自于道基，也就是肉体本身，哪怕耗尽了查克拉和自然能量，雷霆也无法伤害他。而操纵查克拉的6道级强者却没有这么强大的肉身，一旦出现查克拉不足的情况，他们对于忍术的防御力其实和普通的忍者差不多。但现在宇智波优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雷暴还在继续，痒痒还在萌发，他还在2种不同的痛苦之间反复横跳，享受着转换之间的短暂的爽感。就算是自然世界，雷暴能够持续的时间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在持续肆虐了2个多小时后，终于云开雾散，无人岛再次变得阳光灿烂。三轮雅士从藏身的岩石缝里流了出来，心有余悸地看了看天空，确认最后一丝白云也消失不见后，才小心翼翼地往山顶跑去。在雷暴的最后阶段，闪电激发的频率下降，宇智波优为了追逐更多的闪电，倾尽全力地想要靠近雷云，以便将自己的雷属自然能量之线靠上去。他不断地寻找高地，一步步地走上了无人岛的山巅，在那里承受了最后一轮闪电。三轮雅士原本好奇地跟着铲屎官一步步地爬上了山峰，他出于对宇智波优的担心，并不是为了听铲屎官的惨叫和嚎叫。至于偷笑的表情，那是因为听到铲屎官声音洪亮，知道他没有生命危险，打心眼里为他高兴呢。也许忍界是真有老天的存在，也许他还被宇智波优追逐闪电的挑衅激怒。雷暴最后一轮的闪电竟然大爆发了，爆发出来的闪电规模极为宏大，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激烈，从数量上看，甚至超过之前的闪电数量的总和。闪电密集的如同森林，从雷云中密密麻麻的轰击到山上，轰隆隆的震雷炸响一片，彻底的连成一个持久且猛烈的响声。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猛烈雷击，暴雨如同瀑布般倾泻下来，高高耸起的雷云随之垮塌，像摊饼一样向四周扩散开。雷击的范围也随着雷云的扩散而扩大，闪电的森林迅速蔓延到更大的范围。看到这毁灭末日一样的景象，看到如临而近的闪电丛林，三轮雅士自然感觉到了其中的恐怖，吓得连滚带爬跑下山去。他深知自己的速度没有闪电丛林扩散的快，无法使用火焰跳跃的情况下，根本逃不出闪电的追击。于是狸花猫冲向半山腰一条早已看好的裂缝，利用猫咪如水一样的柔软的身躯，一头钻了进去，这才避开了闪电森林的横扫。尽管他的动作非常快，但在钻进缝隙的时候，尾巴还是被闪电的余波扫到，白白的尾巴尖变成了黑色卷曲的烫毛球球。雷暴最后的疯狂爆发非常恐怖，但也加速了自身的消失速度。闪电森林只用了10几秒就扩散到整座山峰，密集的闪电将高于地面的所有东西都洗礼了一遍，然后雷暴就在短短的几秒内彻底消散了。三轮雅士在冒着蒸汽的石头上跳来跳去，很快就来到了山峰上，远远的就看到了宇智波优的身影。他没有倒下，而是高举着左手，如同青松一样站立在最高的岩石上，骄傲地战胜了可怕的雷暴。缭绕的蒸汽总是遮挡三轮雅士的眼睛，让他看不清楚宇智波优的样子，但那种不畏天威的豪迈气势深深地刻印在了狸花猫的心中。他按捺住激动的心，加快速度冲向最紧密的道侣。这么大的场面，这么威风的气势，优一定成功了。我该怎么祝贺他呢？说什么好妙？蹦蹦跳跳的狸花猫迅速接近了宇智波优，但走到面前时，狸花猫的脸又一次变成了囧字。远观威武霸气、气质超凡的宇智波优，离近了再看就会发现他其实格外的狼狈。宇智波优全身焦黑，破碎的衣服上散发着青色和白色烟雾，他的嘴巴微微张开，随着呼吸向外喷吐着一股股黑色的烟尘。还有狸花猫最喜欢玩的头发，已经被烧得乱七八糟，都没有剩下多少。而宇智波优本人处于失去意识的状态，可能是因为雷击导致他的身体僵直，所以这家伙是站着昏迷的。三轮雅士赶紧将宇智波优放平，找来清水给他灌了下去，顺便将一根小鱼干塞进嘴巴里。做这一切，狸花猫就被累得全身发软。就算他是猫仙人，以8斤的娇小身躯摆弄175斤的铲屎官，实在是难为的要命，主要是重心太偏，杠杆作用太强，远远比打倒体重数千斤的敌人累。好在没过多久，宇智波优就恢复了清醒。三轮雅士又是开心又是生气，他扑到宇智波优的面前，抬起右前肘，施展猫猫拳，连续打他的额头，嘴里更是叫嚷个不停：打死你！叫你冒险，叫你冒险！闪电那么可怕，你还追着闪电？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喵？白手套的小只又肉肉的，打得宇智波优一点都不疼。面对狸花猫关心的抱怨，他笑着抱歉道：“对不起，让你担心了。这次有点危险呢，我最后实在是应该收手的。是我过于贪心，总想着求全求圆满，也对天地自然缺乏足够尊敬，这才在最后差点翻车。以后不会了，才怪。”三轮雅士和他相处的时间长了，瞬间就听出来最后一句的言不由衷，但他发泄了一轮后也没有那么生气了。他们是仙人，但在忍界修仙道路晦暗不明，为了能够不断的前进，冒险是理所当然的。再说这世上哪有不冒风险的呢？忍界的忍术发展千年，到今天忍术体系下已经拥有5大遁术、数十血迹限界、9大尾兽、100种通灵兽，这是多么繁盛的超凡体系！忍者的道路完全可以说是清晰明了，但忍者们就不需要冒险了吗？当然不是，仙人们要和未知搏斗，用自己的命探索道路。忍者们道路清晰，但走路的忍者就难免太多，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命和其他忍者争路。既然宇智波优从冒险中挺过来了，三轮雅士的气头也过去了，他就不会过分的苛责铲屎官。但狸花猫还是有点后怕，他问道：“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那可是闪电雷霆，真要是被全威力的闪电击中，就算是1000年的大树，也会瞬间变成满地的灰烬的。”宇智波优说道：“就是为了抵抗闪电的身体，我最后才不肯放弃的冒险。其实我的身体当时对闪电已经非常适应，连续2、3个闪电命中都不会有明显的伤害。”他苦笑着说道：“
但没有想到雷暴最后一轮的爆发会如此猛烈，我都不知道自己挨了多少下。幸亏闪电的数量增加后，单个闪电的威力下降的厉害，威力可能都不到最猛烈闪电的1%，我才没有直接被打死。活该，让你胡乱冒险喵！三轮雅士斥责了一句后，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哟，你想要的东西得到了喵？宇智波欧回答道：当然得到了，而且还有意外的收获。看看，让我看看喵！宇智波优笑了笑，然后看似随意地打了个响指，却炸响了一道晴天霹雳。无需任何前奏，没有云层聚集的积累，他在瞬间聚集了数十公里范围内的游离自然能量，筛选出雷属，引发了这道闪电。这还是雷暴刚刚散去，空气中的雷属自然能量极为稀少的情况。如果周围的环境是3个小时前那种雷暴的前奏，他觉得自己能够重现闪电森林的奇观。闪电的攻击目标被宇智波优设置为自己，但耀眼夺目的闪电击打到他的身上后，没有引起任何伤害的反应，反而无声无息地融入了他的身体中。三轮雅士惊呆了，忍不住赞叹道：厉害！经过雷暴的洗礼，宇智波优的身体获得了新生。在此过程中，雷属自然能量和宇智波优的身体深度结合，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神通。宇智波优能够晴空引雷，能够操控闪电，能够免疫闪电伤害，能够吸收自然雷电，神通的能力非常全面，以至于他不知道该怎么命名。雷法这个没有确切指向的词语，成为了新神通的名字。但这并不是这次最大的收获。宇智波优兴奋地告诉三轮雅士，闪电不仅仅是毁灭的力量，还是新生的力量。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雷霆的新生之力，我得到了2个天大的好处。宇智波优抬起右手，竖起食指，说道：我得到了非常厉害的自愈能力，是肉眼可以直接看到愈合的那种速度。雷暴最后的爆发给他造成的伤害，远不是三轮雅士看到的程度。在宇智波优失去意识前，他可是亲眼看到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样的。不说身体表面皲裂的皮肤，不说密密麻麻的雷击水泡，就是因为闪电沸腾了身体内的体液，水蒸气撕裂皮肤冲出来造成的伤口，那都是能够塞进拳头的巨大孔洞。结果就是三轮雅士爬上山的这段时间，那些狰狞的恐怖的伤口都愈合了。狸花猫第一眼看到的宇智波优，只有满身的狼狈，却没有任何危及生命的伤。就在被唤醒后，和三轮雅士对话的这段时间，宇智波优身上的血痂都因为伤口彻底好转而不断的脱落。这种速度让宇智波优了解到自己自愈能力的强度。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这样的：肯定是达不到初代火影大人那柱间不死于战斗的程度，但也肯定比医疗忍术的愈合速度快得多，恢复质量也好得多。大概是因为闪电带来生机，加上筑基进度的突破，我才获得了这样强大的自愈力。他又竖起了中指，继续说道：而且我还得到了更好的强大的生机，让我的寿命大大的延长了。现在我并不知道我能活多少年，但保守估计不少于300年。梨花酱，长生有望啊！另外，我非常明确地感受到，我现在的样子能够维持很长很长的时间，说不定是到寿命的尽头，依然能够保持18岁出头的模样。哈哈，我已经得到不老之身了，羡慕吧，嫉妒吧。三轮雅士眼睛里闪烁着星星，兴奋地说道：真好，我也好想要喵。哟，你帮我引雷吧，我也要免疫闪电，我也要长寿。听到道侣的要求，宇智波优不由得面露为难之色。他思考了会，才迟疑地说道：梨花酱，你被称为猫仙人，但在我的仙道体系中得归为妖的范畴，妖这个概念你是听我说过的。我知道喵，妖就是原本没有灵智的飞禽走兽、山石草木，因为意外或修炼获得了真正的智慧，确实是我这样的喵。可能是身份立场的不同，还有文化氛围的熏陶不够，三轮雅士并不觉得妖这个名字有什么负面的含义。宇智波优自然不会说破，他继续说道：这一次我经受了雷霆洗礼，深刻地感觉到闪电的至刚至阳杀生威能。我觉得闪电对优缺点都格外突出的妖非常危险，我担心闪电会对你造成巨大的伤害，在获得雷霆生机前就被活活劈死了。三轮雅士闻言就是一惊，心中已经开始打起退堂鼓，但又总是觉得不甘心，于是他问道：就这么放弃这么大的好处，我肯定是做不到的，能不能先试一试？梨花猫散开梅花小爪子，比划着说道：就用最小威力的闪电，让我试试闪电的成色，看看自己能不能承受。好。宇智波优没有犹豫，他用食指一指，一道又细又短的闪电凭空出现，直接打到三轮雅士的尾巴上。喵！怎么能打尾巴？呜呜，怎么会这么疼？喵喵喵喵！仅仅是这么小拇指粗细的闪电，就让猫仙人三轮雅士疼得喵喵惨叫，他的肌肉不由自主的抽搐，全身电光缭绕，喵喵叫着倒下了。体验了一次闪电后，他再也不说用闪电锻炼之类的话了。三轮雅士他们慢慢的下了山，回到海滩休息。几个小时后，宇智波优的身体完全恢复，甚至他剃光了的扭曲焦黑的头发也都重新长了出来，并固定在最合适的长度。在沙滩附近的溪流中清洗干净身体，换上备用的衣物，宇智波优恢复了之前的模样。现在连三轮雅士都看不出来，他曾经被闪电打到失去意识，全身焦黑冒烟。但梨花猫却没有能够恢复，就是实验的那一记闪电造成的伤害，全身都在隐隐作痛。梨花猫更加羡慕铲屎官的自愈能力了。他趴在毯子上，看着宇智波优收拾巨大的章鱼触手，心里思考着如何才能获得自愈的能力，这是保命的神技呢。三轮雅士冥思苦想了很久，直到宇智波优架起铁板炙烤章鱼触手，章鱼铁板烧的香味弥漫沙滩，他也没有想到任何主意。闻着诱人的香味，梨花猫的脑子里全是章鱼腿，再也兴不起其他任何念头了。他忽地站了起来，向着铲屎官走去，边走边对自己说：不想了喵，还是交给优喵，他的脑子更好喵。不对，我不笨的喵，都怪优，他弄的章鱼腿太香了，让本喵不能专心思考，所以他得想个好办法弥补我的损失喵。就用香喷喷的章鱼腿，不用很多，
一片我就原谅他。三轮雅士很容易满足，咬到第一口章鱼腿切片间，他就忘记了所有的烦恼，专心致志地吃了起来。章鱼腿很好吃，宇智波鼬什么香料都没有加入，只用了油和一点点的海盐调味，简单的在铁板上煎制到两面焦黄，就已经是十分诱人的美味了。切片的肉厚度只有1指，煎好后用刀再切成小块，正好一口吃下，用牙齿轻轻一咬就能体会到 Q 软弹牙的口感，随即迸发的鲜味更是让人为之迷醉。这种高端的食材，鲜味已经达到了巅峰，任何香料的加入都显得画蛇添足。而且章鱼肉不是普通的食物，而是富集了尾兽查克拉的超凡食物。对于两位仙人来说，能产生足够的满足感，就不是只能欺骗嘴巴却不能满足身体的普通食物所能媲美的了。当然，从这个角度讲，川之国的透明小鱼才是最好的食物，毕竟那是纯粹的自然能量超凡生物。关键这是大块的肉啊，这可比只能弄成粉末掺在面粉里吃的透明小鱼好太多了，能够大口大口撕咬，直接吃到饱，才有真正吃饭的感觉。说实在的，自从踏入仙途，他们的身体对能量的需求大增，而且是打着滚的翻倍增长，吃饭成了两位仙人面临的大问题。尤其是猫仙人完成了一定程度的仙人化，宇智波鼬在筑基期也完成了2次突破，普通食物几乎丧失了营养价值，吃饭就再也不是享受了。直到现在，色香味俱佳的章鱼肉满足了他们全部的需要，一人一猫自然是大快朵颐，一口气吃掉了半条章鱼腿，这才满足的停了下来。宇智波鼬撑得站不起来，干脆在树荫下躺倒，轻轻地拍着肚子，满意的哼哼道：“舒坦，吃饱的感觉可真舒服。”三轮雅士也是吃得肚皮滚圆，躺都躺不下，趴也趴不成，只能侧着身体卧在铲屎官的胸口，任由他的呼吸带动自己上下。长期亏欠的身体需求在此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们的心情也随之变得美好起来。在下午的海风吹拂下，宇智波鼬感到了久违的困倦，他和狸花猫都是一个哈欠连着一个哈欠，眼泪都流出来了。饱腹、大海、海风、蓝天、白云、树荫，凑齐了这么多的午睡元素，自然是要好好的休息，其他的事情都等睡醒了再说吧。宇智波鼬分出3个影分身，分别执行巡逻和放哨的任务，自己则四肢摊开，在树荫下呼呼地睡了过去。在进行了一场猛烈而短促的战斗，又搞出来一次声势浩大的风暴后，几个小时都没有忍者前来探查，就说明这附近的海域没有忍者在活动。以宇智波鼬对各家忍村的了解，起码12个小时内不会出现任何属于忍村的强力忍者。至于身份自由的那些流浪忍者，实力通常都很菜，基本没有什么高手，不会对他构成威胁。唯一的例外就是赏金猎人绝都，不过这个家伙痴迷于金钱，为了避免浪费，他绝不会猎杀无奖金的忍者。没有赏金的宇智波鼬和脚都不会有任何交集，所以他做好基本的警戒后就放心的睡着了。黑沉沉的睡眠中，宇智波鼬不知不觉的醒来，但他马上明白自己是在做清醒梦，也就是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没法醒来的那种梦。宇智波鼬没有惊慌，因为他知道清醒梦是正常的显现，通常在身体极度疲惫、精神却亢奋的状态，人更容易做这种梦。今天上午他经历了雷霆洗身，身体在破坏与创生之间反复横跳，尽管最后都恢复过来，但积累的疲惫是非常恐怖的。同时筑基新阶段的成功突破带来了喜悦、兴奋和忐忑的复杂情绪，让宇智波鼬陷入了异常的亢奋状态，直到吃饱喝足了才感觉到无法抵抗的疲惫。这种状态下的宇智波鼬正好符合做清醒梦的条件。宇智波鼬确认了情况后，开心的笑了起来，此时能够做这种梦真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清醒梦的主人可以正常的思考，能够以自己为中心做任何想要做的事。当然，如果想做的是现实中的事情，那肯定是幻想出来的，最后也就是一场梦。但要是想做的是心灵方面的事情，那就是绝对真实的了。清醒梦的优势还不只是如此，因为思维没有时间，只要梦的主人没有在梦中入睡，他就能一直在梦中待着，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不论在梦中度过多少时间，哪怕是千年万年，当他醒来时，现实只过了一瞬间。唯一的问题是，清醒梦和顿悟一样，可遇不可求。今天既然幸运的遇到了，要是不能抓住天赐机会解决心灵隐患，他宇智波鼬就是天字第1号的大笨蛋。不得不说，如今的宇智波鼬在修仙的道路上走得还算是顺利，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的心灵世界埋下了多少隐患，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这次突破后，很多隐患开始浮出水面。比如说，宇智波鼬的第4星形，在突破后不久就出现在心灵世界，却直到现在都迟迟未能定型。这当然是出问题了，但他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或许是因为外来的怪物小客存在，扰乱了他的精神世界，也有可能是因为雷属自然能量过分活泼，影响了心形的稳定。还有可能是他自己对雷的定位不明，心形终究是他的心灵体现，当自己的内心深处也充满矛盾的时候，心形也自然会受到影响。总之，第4星形的力量持续增长，但就像是一团变形怪，外形不断的变化，无法稳定下来。这种情况暂时没有任何影响，但任其发展下去的话，绝对会影响心形之间的平衡，进而发展到影响多种自然能量之间的平衡，在某个时刻引发最可怕的危机，导致宇智波鼬的死亡。正好现在进入清醒梦，他有了无限的时间，可以一点点的审视自己的内心，解决对雷属和木形之间的认知矛盾，完善自己对第4星形的定位。是的，宇智波鼬已经明白，问题就出在自己身上。明明已经确认5行不存在于忍界，但他对木形的传统认知还是不断的干扰他对雷属的判断，这是种标准的知见障。之前风属和金形之间也有类似的问题，但忍界的风属自然能量和传统5行中的金形性质颇为类似，都具有锋锐、肃杀、清洁、肃降的特性。
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很好理解，金行收敛沉静，风属则灵动多变。借助相同点以及明确区分的不同，宇智波优含含糊糊地认可了风属取代金行，在心灵世界塑造了第三星行哭哭。但木行和雷属之间，他们有一点的相同之处吗？硬说有的话，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生机，可木行的生机和雷霆的生机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啊。所以宇智波优完全无法认可雷属取代并占据木行的位置，因此对应的第四星行就无法定型。不知道经过多少时间的梳理，宇智波优终于找到了问题，他为此放松了很多。能够找到问题就好，最怕的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那是有劲没地方使。找到了问题，别管有多难搞，总是能想办法解决的。而且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彻底抛弃五行理论，重建忍界的自然能量属性理论，遵照这个全新的认知，构建自己对力量的理解，从而确定第四星行的形象，完成筑基期第3次突破的最后一步。在清醒梦中，宇智波优开始了对自己的催眠，没有用写轮眼的幻术，因为幻术针对的是肉体，肉体是现实的那部分，在梦里改了也没有用。在梦中能够更改的是心灵、记忆和见识，所以他选择催眠自己的方式是学习和研究，通过这两个无比痛苦的心灵重塑工具，一点点磨掉对五行理论的迷信。对，就是迷信。在某些灵气世界，五行理论是玄学真理；在末法时代的蓝星，五行理论是迷信；在查克拉弥漫的忍界，五行理论也是迷信。能够准确解释世界就是真理，反之就是迷信。宇智波优在反复的学习中折磨自己，慢慢重塑了五行在忍界为迷信的世界观。伴随着漫长不知时间的学习，他重新定义了忍界自然能量的5种属性，确认了它们之间的循环相克但不循环相生的关系。从他重塑世界观起，自然能量的属性有了新的名字——武灵自然能量。虽然现在只是存在于宇智波优的脑海中，但他作为整套体系的开拓者，随着他的实力增长，他的世界观终将覆盖忍界所有仙人的世界观。宇智波优在清醒梦中的学习不知道持续了多久，他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双眼的眼帘简直如同太行山和王屋山一样沉重，他的意志力已经不足以支撑。如果不是在梦中，如此程度的疲惫绝对会要了他的命。宇智波优知道自己无力完成下一件工作了，但能够成功的重塑自己三观，他已经是非常满足了。重塑三观有多难，他以前以为自己知道，但现在他终于知道了。如果不是在清醒梦中用为之漫长的时间慢慢打磨，那就只能彻底打碎三观，然后重新塑造才能做到。老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三观完全可以等同本性，摧毁三观需要的是真正的伟力。先进的文明伟力能够做到，就像灯塔继承资本主义精髓，吸血蓝星精华100年，终于建造出来的文明高地，不知道崩坏了多少兔子的三观。圣贤的思想伟力能够做到，历代成圣的先贤，他们的思想传播就是大范围重塑三观的过程。最后就是命运的伟力也能做到，世界上总有一些情感细腻脆的弱者，面临生离死别的悲惨命运时，就会三观尽碎。换言之，宇智波家族高产这种精神层面的弱鸡，黑化崩溃的家伙层出不穷，却又因为崩溃被血脉赋予了强大的实力。难怪2代火影认定宇智波家族的血脉就是邪恶的。宇智波优在清醒梦中近乎昏迷的睡去了。当他在现实中睡醒时，脑子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对自己家族的批判，这让他深感郁闷。千手飞剑的话是有道理的，但被扣上这句谶语的宇智波，岂不是天生带有原罪的罪人？这可不能忍。我就是宇智波，哪怕是从屁股的角度出发，我也必须推翻飞剑的这句话。但宇智波优想到班、带土、佑、刹那、四方等人，忍不住挠头叹气道：任重而道远啊！什么事情任重道远喵？三轮雅士也睡醒了，他舒展着身体，伸懒腰，懒洋洋地问道。宇智波优不想和他讨论这个话题，于是说道：没什么，正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看日出吧。昨天看过了喵，那我教你一个看日出时的修炼方法。好的喵。三轮雅士的迷糊一扫而空，兴致盎然地跳到宇智波优的肩膀上，急促地问道：是什么修炼方法喵？是吞吐朝阳紫气。不懂喵。太阳出生前的一瞬间，天地之间会有一刹那出现紫气蒸腾的奇观，在那个时候运转自己的力量，张开嘴巴大力的吸气，就能吸取到一丝丝紫气。这么神奇，有什么好处喵？能让我跑得更快喵？能让我长寿喵？不老喵？不知道喵。宇智波优耸了耸肩膀，无奈地说道：朝阳紫气太微弱了，每次吸收的很少，我还不知道具体会有什么效果。三轮雅士恍然大悟，说道：是直觉告诉你这是好东西喵，优的直觉值得信任，我们一起吸紫气不会相互干扰喵。我也不知道，我们可以试试看。好喵。此后的1个多月，三轮雅士和宇智波优再也没有遇到什么事情。他们每天早上起来吞吐朝阳紫气，欣赏日出，上午各自锻炼体魄，中午享受海鲜大餐，下午各自修行仙法。晚上宇智波优有时会开发禁术，有时候会回想教导学习会的下人们时自己被激发出来的灵感。三轮雅士到了晚上就会尝试吸取月华，因为宇智波优的故事中，妖族依靠月华能够觉醒祖先的血脉，变得无比强大。可惜他的尝试都失败了，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个应该被归于迷信的仙道传说。就在他们享受规律悠闲的隐居生活时，之前匆忙的宣战却没有什么实际动作的雾隐村终于开始动员了。雾隐村主要是由火之国被驱逐的忍族组成，这个失败者抱团取暖的散装忍村，先天上就有难以集权的缺陷。雾隐村在2次忍界发展中表现得并不差，这是因为初代水影和2代水影足够强大，能够凭借个人的力量压服各个忍族，以个人威望掩盖了村子的缺陷。但继任的3代水影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威望，雾隐村的弊端就彻底暴露了出来。
他们从10月宣战了雷之国和火之国后，就开始争吵攻击谁攻击哪里。强大的忍族谁也说服不了谁，三代水影想要发表意见，又会遭到忍族的集体抵制。雾隐村就这么闹腾到了年底，终于在元师的协调下达成了初步的一致意见，攻击火之国。三代水影在决策过程中被包括血之一族在内的忍族默契的忽视了，他们就是故意要让水影丧失威望。经过2代强势神影的统治，他们受够了牺牲，自己家族花费巨大代价培养起来的精英忍者，却服从水影命令战死沙场，这也太亏了。为什么不是其他家族的忍者去死呢？雾隐村在过去2场战争的表现让忍族产生了错觉，他们以为没有水影，自己就能在战争中表现得更好，获得更大的胜利，牺牲更少的忍者。水影能够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三代水影其实也是这么觉得，他因此非常的困扰，担心这些大家族在战争中获得更多的功勋后，雾隐村说不定就要4分5裂了。他忧心忡忡地对元师说道：辉夜家族、鬼灯家族、血之一族都有各自的想法，如果不削弱他们，雾隐村的未来就是分裂。三代，您应该知道，2代水影大人早就制定了计划，通过忍者学校培育平民忍者，平衡3大血祭献界忍族的力量。您现在是有新的想法了？元师大人，我知道木叶村的忍者学校很成功，但我们雾隐村不同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水之国作为岛国，经济在5大国中垫底，甚至还不如风之国有钱，因此大明能够提供给雾隐村的支持非常弱。国家经济差，商业就不会繁荣，雾隐村能够接到的任务量就非常少，根本没有多少钱用来投资教育。每年只有50名下人，今年更是只有再不斩1个，其中的优秀者还是出身忍族的忍者，什么时候才能达到2代的目标啊？事实证明，雾隐村走不了木叶村的路，我们需要新的思路。三代水影大人，你也看到了血雾之礼在忍者学校造成的恶劣影响，好不容易接着再不斩事件终止了这个政策，难道你要在更大的范围实施？是的，新的血雾之礼政策会针对3大血祭献界忍族，着力于削弱他们的力量，为赵美家族、干氏家族这样的小忍族崛起铺路。元师没有办法反驳3代水影，3大忍族对雾隐村的伤害太强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必须要削弱他们。事实上，2代水影出身鬼灯家族，3代水影出身血之一族，但他们成为水影后，都着力于削弱包括自己家族在内的大忍族。这就说明3大忍族内的精英也有这样的认知，只是各自的立场不同，屁股代替大脑，决定个人选择不同的政策。元师最终同意了3代水影的计划。雾隐村独特的建村过程让他无法预见到，杀戮一旦开始就无法刹车了，至少一般人是不能够做到的。但有个经历过杀戮的人是能够预见到的。在元师离开后，他就出现在了水影的办公室内，而堂堂水影对他竟然视而不见。他看着离去的元师轻声地说道：就从雾隐村开始杀戮吧，摧毁3大血祭献界忍族，我才能更好地掌握雾隐村，向忍界释放出足够多足够强的叛忍，制造更大的混乱。先摧毁筑间创造的忍村秩序，削弱5大忍村，才能从他们手中夺取尾兽，才能复活10尾，才能执行无限阅读计划，才能拯救忍界啊！嗨！突然他咳嗽起来，咳嗽越来越激烈，直到他整个人都弯下了腰，咳出了星星点点的血迹，这才在粗重的喘息中停止下来。一个黑影从地板中升起来，他关切地问道：班大人，你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您得尽快回到基地。我知道，但现在我不能回去。宇智波斑呵呵地喘息着，费劲地说道：回去了我就再也离不开了，所以回去前我必须对3尾进行最深沉的催眠，只有做好准备，我的继承者才能控制住人柱力，继续对雾隐村的破坏。找到3尾的位置了吗？已经找到了。走吧，我们去完成这一步，然后就回基地，等待我的继承人。请您跟我来。漆黑的地下水牢中，在微弱的油灯照耀下，勉强可以看到一个全身赤裸、瘦骨嶙峋的男人。他呆呆地坐在水中，双手甚至还带着镣铐。宇智波斑看着眼前的景象，难以置信地问道：这真是3尾的人柱力？黑爵恭敬地回答道：就是他，班大人。宇智波斑依然难以相信，再次追问道：雾隐村就这样对待人柱力，他们在想什么？黑爵也很是无奈，缩着脑袋回答道：这我也不知道，班大人，就是因为想不到人柱力会被监禁在水牢中，所以白爵都翻遍了雾隐村，都找不到他。宇智波斑感受着眼前这个活死人散发的查克拉，确实是3尾的特殊查克拉，那种风遁、水遁以及冷冽的冰遁查克拉。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确认了人柱力的身份，但却无法理解如此重要的兵器就这么简单的囚禁是出于什么目的。雾隐村的这些垃圾果然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废物，当初我就该把他们赶尽杀绝，如果不是白莲还像样，真是没有必要让雾隐村存在。宇智波斑突然冷笑起来，呵呵，说起来也是运气，如果5大忍村都像是岩隐村和云隐村，我今年还真是找不到实施计划的突破口呢。他向前走了半步，却被人柱力身上散发的恶臭逼得退了回来，皱眉道：这家伙的身体已经在散发尸臭了，真是麻烦。这种将死未死的人柱力真麻烦，我催眠3尾肌肤的同时，还得花费力气维持人柱力的生命，免得他在我制服3尾的时候带着3尾一起去死。说着，他的眼睛就从黑色变成了3勾玉血轮眼，然后3勾玉旋转结合，演化成了30的复杂花纹。可怕的炽热的铜力爆炸散发出来，瞬间充斥满了整个水牢。以宇智波斑为中心，水牢中污秽的脏水呈圆形退开，甚至被逼得涌上了墙面，露出了满是淤泥的地面。垂死的人柱力下半身也随之显露出来。宇智波斑注意到地上有更加粗大而且布满红色锈斑的镣铐，将人柱力的双脚牢牢地固定起来。他忍不住笑了起来，嘲讽道：呵呵，锁得这么牢固，看来你还真是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啊，小基辅。人柱力突然开口，但声音却非常古怪。
如同隔着厚厚的墙壁一样陌生的万花筒写轮眼。你是木叶村的宇智波？宇智波斑，我换了一双眼睛，但我的瞳力却没有变，还想不起来我是谁吗？长久的沉默之后，基辅的声音才再次响起。你应该已经死了，宇智波斑。虽然还是隔着厚实墙壁的感觉，但话语中的畏惧和颤抖根本掩饰不住，这让宇智波斑深感满意。他的嘴角勾了起来。我确实是已经死了，但我还是从地狱里爬出来了。为了拯救这个忍界，我需要用你的力量。基辅不再说话，人柱力身上散发的尾兽查克拉突然回缩，就像是乌龟缩回了脑袋和四肢一样，只留下坚硬的外壳在外面。这么多年过去了，遇到敌人还是只会缩起来，一点进步都没有。放心，这次不要你的命，也不会把你从龟壳里剥出来。人柱力的身体出现了明显的颤抖，似乎藏在封印中的基辅以为宇智波斑的话，回忆起了让他铭记于心的恐怖。宇智波斑的双眼释放出越来越强的瞳力，在他强大的控制力下，所有的瞳力都汇聚起来，如同一对长剑刺入了人柱力的眼睛。人柱力张开大嘴，似乎在无声的惨叫，但他太虚弱了，不要说惨叫，就连基本的颤抖都做不到。宇智波斑的双眼开始流下血泪，这不是他原装的眼睛，不但用起来不太顺手，甚至都不能承受他强大的瞳力。他忍不住抱怨起道：真是麻烦，我不但要护住人柱力的命，还得保护这双脆弱的眼睛。狗腿子黑爵赞叹道：斑大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您的伟力只有您自己的轮回眼才能承受。宇智波斑笑着说道：呵呵，好了，抓住你了，基辅。基辅的声音再次响起：你抓住我想要干什么？杀了我？呵呵，那可真是感谢你了。不，杀了你等于放你自由，你对我还有用，所以我不会杀了你的，我要用幻术控制你。哼，人柱力是不会被幻术控制的。的确，忍界的常识是人柱力不会被幻术控制，但愚昧世人的常识怎么能束缚天才？基辅啊，你的人柱力现在还能帮助你摆脱幻术吗？如果你和人柱力同时被幻术控制，还能彼此帮助，同时挣脱吗？而且我控制了你之后，就会抹去你这段记忆，你根本就不会知道自己被控制了。你又凭什么自救呢？你以为你的人柱力快死了，只要死一次就是什么都能摆脱了？呵呵，你以为我的目标就是现在的你？错了，不是你。你下一次被封印成为稳定的人柱力才是我的目标。在此之前，你会忘记我曾经来见过你。基辅终于忍耐不住，发出了绝望的悲鸣。不！宇智波斑突然发出了狂笑，哈哈哈哈！终于露出头了，抓住了！他眼睛里的花纹转速骤然加快，几乎连成了一片虚影，瞳力更是汹涌澎湃地爆发出来，潮水般涌向人柱力。几秒之后，血泪满面的宇智波斑关闭了万花筒写轮眼，疲惫地松了口气，被逼开的污水哗哗地流了回来，重新淹没了三尾人柱力的下半身。静立在原地整整3分钟，宇智波斑的喘息才平息下去。他用手帕擦去脸上的血泪痕迹，慨然道：终于完成了。衰老真是可怕，40年前我制服三尾不过是一个眼神而已，今天只是催眠而已，居然差点把这双万花筒写轮眼都用废掉。一直安静的黑爵突然开口道：斑大人。宇智波斑还沉浸在自己的感慨中，他闭着眼漫不经心地问道：怎么了？黑爵看向水牢的大门，说道：三代谁影来了。宇智波斑的眼睛骤然睁开，难以置信地说道：怎么可能？他怎么能摆脱我的幻术控制？斑大人，我们离开吗？宇智波斑没有回答，他只是斜眼看了一眼黑爵。黑爵瞬间就理解了他的意思，费了偌大的力气搞定了三尾。宇智波斑不会放任三代水影随意检查，毕竟这个血之一族的男人突破了他的幻术控制，就算是有万一的可能，他也要消除这个风险。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一场战斗，于是自己默默地沉入阴影之中，消失了。紧接着，水牢的房门被水柱大力撞开，显露出水影以及6名雾隐村暗部忍者的身影，他们呈进攻队形堵在水牢的门口。那名施展水遁的暗部忍者首先看到了宇智波斑，大喝道：你是什么人？其他的暗部忍者都是惊讶万分，其中一个暗部更是脱口而出：竟敢真的有人潜入我雾隐村的禁地。宇智波斑没有回答雾隐暗部的问题，他直接看向脸色煞白的三代水影，开口问道：你是怎么摆脱我的幻术的？你是木叶村的宇智波吧？三代水影冷笑着质问。他伸手在手心展开了一面水镜，镜面上神奇地映射出他和宇智波斑的身影，却没有其他6名暗部。三代水影冷笑着说道：自从你们宇智波家族的忍界修罗打上雾隐村之后，从初代木白莲大人开始，历代水影都会修习这个水遁心境，每天例行3次映照自己，破解一切幻术，尤其是写轮眼的幻术。我一直以为这是个陈旧多余的习惯，没想到写轮眼幻术竟然真的能控制影，没想到木叶村竟然真的丧心病狂，对一个影下手。他大声怒吼道：木叶村以为现在还是神魔当世的时代吗？宇智波斑狂笑起来，笑声有些嘶哑无力，但传递出来的肆意疯狂以及豪迈凛然的气度，都让三代水影脸色大变。宇智波斑再次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冷声说道：这一次我会让你彻底忘记什么水晶术，乖乖的成为我的傀儡。三代水影开始后悔没有通知更多的忍者，他从未见识过如此可怕的人物，就算是印象中的初代水影白莲，也没有如此摄人的气势。他忍不住想到，也许带上300-500个忍者一起来围堵，就不会如此心慌了。他再也不敢犹豫，将手向前一挥，命令道：拿下他，生死不论。暗部忍者们用颤抖的手拿起武器，奋不顾身地冲向宇智波斑，他们爆发出最大的声音高喊：杀！宇智波斑只是冷冷地说道：蝼蚁。宇智波斑是被黑爵搀扶着离开雾隐村的，他是如此的虚弱，以至于隔着很远都能听到他的喘息，以及喘息中那发自气管的窜音。
老了，真的是老了。杀掉6个忍者，再控制一个谁影，就能累得我濒死。如果是30年前，我会直接堵住5大忍村的大门，直接问他们的引药尾兽，谁敢反抗就干掉谁，全都不服就把整个村子推平。哎，如果不是太老了，我怎么会像个下水道的老鼠一样，躲在暗处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黑爵凑趣的捧场道：“班大人，这次水影不会挣脱您的控制了吧？”哼，我没有控制水影，我只是给了他2个暗示和一段虚假的记忆，他只会知道自己击退了一个神秘忍者的暗杀，却不记得我的任何情报。从此，他不会再检查自己的精神状态，他还会按照我的暗示处理掉人柱力，将三尾完完整整的封存起来，不认可任何新任的人柱力人选。班大人，既然水影一直都在防备写轮眼的催眠，那会不会有别人检查他的精神状态呢？不会有人这么做的，我把他打成了重伤，深度检查精神会直接要了他的命。黑爵十分狗腿的赞叹道：“雾隐村的水影完蛋了，班大人英明。”宇智波斑云淡风轻的说道：“有什么英明的？这是我无能为力的证明啊，还帮了袁飞这只猴子一把。”黑爵突然打断了宇智波斑的话，他说道：“班大人，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失去了万花筒写轮眼，牵手柱间的血肉对您的侵蚀非常可怕，纤维化的速度太快了。”柱间，宇智波斑摸了摸自己的心口，喃喃地念叨着这个名字，许久之后才说道：“走吧，我们尽快回去。”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开心地走在海面上，他们身后拖拽着一根新鲜的、正在弹动挣扎的章鱼触手。这1个月，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每隔几天就去寻章鱼的晦气，将它暴揍一顿，挖出几颗章鱼珍珠，切掉一条腿带走。刚刚从巨型章鱼身上砍下来的这一条触手，是他最后一根老触手了。三轮雅士不无遗憾地说道：“好可惜，章鱼怎么就只有8条腿呢？以后很久很久都吃不到了。”宇智波优哈哈大笑：“知足常乐呀，梨花酱。再说章鱼的腿不是已经复生了吗？只要等一段时间长熟了，我们就又有章鱼腿吃，该知足了。吃完这一条腿，我们就得回去交接任务了，又得回到汤之国喽。我讨厌汤之国喵，那里到处都有一股奇怪的味道，让猫紧张。奇怪喵，这个味道从来没有闻过，但就是能够让喵害怕。”宇智波优说道：“这个问题还是得花时间研究一下。梨花酱，你可是猫仙人，能让你害怕和紧张的东西一定不简单。不要喵，我不想去研究，我觉得远远的避开才对喵。遇到问题不要逃避，不然这个问题会一直困扰你，将来甚至能形成心理障碍。不要喵，猫仙人不会有心理障碍。”突然，宇智波优的动作停了下来，他皱着眉头看向了西南方向，通过影分身解体传来的记忆画面，他看到雾隐村的忍者大军，马上就是新年了，雾隐村的混蛋怎么这时候大举出动？雾隐村大举出动喵？错不了，15艘大船，100多小船，密密麻麻的都是忍者，起码也有5、6千忍者，肯定是大举出动了。三轮雅士愣住了，他转头看向身后，我们的章鱼腿怎么办？边走边烤，我们在路上就把它吃掉。章鱼腿没有脂肪，烤着吃不如铁板煎好吃。别抱怨了，我们走。其实双方的距离还有很远，宇智波优的影分身看到雾隐忍者大军的位置就在水之国的境内，风帆海船从那里航行到汤之国，至少需要1整天的时间。他和三轮雅士有足够的时间返回无人岛，安生的吃完铁板章鱼，然后再返回汤之国报信。但在这个时候，向木叶村报警所争取到的每1分钟，可能都会拯救一个木叶忍者的生命。宇智波优虽然对木叶村没有归属感，但不知道多少木叶忍者的生命换取自己安生吃一顿饭，他没有冷血到这种程度。几个小时后，大蛇丸就得到了宇智波优的情报，所有木叶忍者都随之动员起来，紧张地开始作战准备。木叶忍军的军营中，到处都是急速奔跑的忍者，一片兵荒马乱的样子。宇智波优不喜欢这种气氛，他交接了任务和情报之后，就带着三轮雅士一溜烟地躲到了营地最偏僻的角落。忍者军团的组织形式和蓝星完全不同，大蛇丸这样的指挥官其实并不直接指挥全军，他在构思好战术后，就会将战术分解成一个个不同的任务。任务中的关键任务，大蛇丸会交给自己的直属部下，以保证战术意图的实现和战斗的推进。大部分不那么关键的任务就会发送到任务中心，任由普通的忍者小队根据自己的情况主动领取。不是大蛇丸不想直接指挥所有人，而是忍者大军没有相应的管理体系，根本没有任何直接指挥的基本条件。大蛇丸作为最高指挥官，向下对接的组织单位居然是3到4人的忍者小队。在汤之国，木叶忍军有超过2000个大小不等的忍者小队，他们的状况几乎每小时都会发生变化。你让大蛇丸怎么直接指挥？如果按照普通人的军队那样编制更大规模的30人中队和100人大队，甚至更大规模5、600人的支队，就需要300多个级指挥官才能管理好这些忍者。木叶村数万忍者中，小队指挥官一抓一大把，但能够指挥30人的根本就挑不出来几个，临战指挥100人甚至数百人的指挥官就更少了。说句不好听的，志村团藏都不会指挥100人战斗，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经验。没有足够的合格的指挥官，强行建立多级组织就会遭遇组织臃肿的指挥不灵的问题，不利于忍者发挥战斗力，反而是忍者最熟悉的任务模式，更有利于忍者们发挥自己的战斗力。没人不想飞，但没有翅膀就只能在地上扑腾。想要建立垂直管理的大兵团，就得用足够的社会基础来培养，用充分的基础教育培育出大批的人才，再从中筛选出合格的指挥官。不然，哪怕是大力提升技术水平，将通讯能力普及到每个小队，每个小队长都能随时对接最高指挥官，将军队组织彻底扁平化，也依然不能组织起大兵团。第4次忍界战争中，集合10几年和平发展积蓄的力量和技术，忍界联军集结了8万精锐的忍者，但打的仗却是一场烂仗。8万有组织的精锐忍者，
对战毫无组织，相当于野兽的10万白绝，居然就被打了个灰头土脸，全靠救世主和几个顶尖忍者救场。那一场战争，双方都是烂到家了，指挥拙劣到让人牙疼，基本上就是非洲原始部落冲突的水平。那10万白绝，如果交给任何一个兔子大学生指挥，绝对能打得忍者联军崩溃。就算是无影和救世主再能打，他们也就那么几个人，再加上几百号精英上忍，也没办法在偌大的忍界围堵10万白绝。这可是白绝，他们不需要吃喝拉撒的后勤，不需要道路的隐蔽机动力，哪怕是最简单的游击战术，就是拖都能拖得忍者联军崩溃。先把忍者联军脱皮拖垮，再从容推进搞灭式的无限阅读，自然能够轻轻松松的被6道仙人拍死。也许结果注定失败，但至少能够把幕后的棋手逼出来，作为棋子也算是很成功了。结果带图把白绝这么好的兵员毫无指挥的一把梭哈了出去，只能说贤儿真的不是污蔑宇智波带图。雇佣兵式的战争组织形式不咋地，但却给了宇智波鼬很大的自由度以及偷奸耍滑的机会。作为一个忍者小队的光杆中忍队长，他也不是某位高层的直属部下，不会有人想起来给他指派任务。只要不主动的去领取任务，也不离开木叶忍军的营地，他就能够安然的在战争中划水。宇智波鼬的疲懒和忍者的职业精神是如此的对立，甚至三轮雅士都看不过眼，忍不住开口说道：“大战马上就开始了，你就打算不接任务，躲在营地里什么都不干喵？”宇智波鼬却反驳道：“接任务？我接个鬼的任务！作为指挥的大蛇丸根本就不向我们公布他的战术意图，发布出来的任务都不知道具体的战术目的是什么，这样的任务怎么领取？我可不想领到必死的炮灰任务，遭到雾阴忍者大军团的围攻，莫名其妙就死在汤之国。还是等到局势明朗了，能够做出基本的判断了，我再去领任务比较好。”你说的也有道理喵。三轮雅士问道：“你说为什么大蛇丸不向你们说明他的战术意图呢？”宇智波鼬无奈地说道：“还是同样的理由，不是大蛇丸不想解释，而是做不到。他连直接指挥忍军都做不到，向木叶忍军解释战术意图这种操作更加的高级，自然是更不可能做得到。不理解喵？解释不就是把话说明白？很难喵？”宇智波鼬想了想说道：“我举个例子，如果有个任务需要攻占一片树林，指挥就只需要指着树林命令，冲进去杀光所有敌人。可解释就得这么说，这个树林被敌人占领，他阻挡了忍军的前进道路，只有夺取这片树林，才能保证某某部队的通行，后续辎重的安全也能得到保证。这关系到全军的存亡，需要诸位付出生命，立刻夺取占领这个关键节点。”三轮雅士听到这长篇大论的话就头疼，他说道：“理解了喵，解释是很麻烦。”宇智波鼬赞同道：“负责解释的人的长篇大论其实还能接受，这么多人总能找到几个口齿伶俐的家伙，但广大接受解释的忍者才是大麻烦。总有人会理解错误，也总有些笨蛋完全听不懂，解释到最后说不定会激起忍者的不满，甚至造成全军的大混乱。绝大多数的时候，不是指挥官想不到，而是没有能力实现他的想法。”宇智波鼬行走的速度很快，没多大会就来到了几座大型的辎重帐篷前，只要转过去就是他看中的僻静之地。这些装辎重的帐篷高大，又很少有人会到这里活动，所以隔断出来了一片近乎无人的区域。但宇智波鼬刚刚转过去，却发现这里已经有人了，而且都是自己熟悉的人。从以内这群家伙秩序井然，宇智波鼬没有费劲就从人群中找到了他们的领头人。他惊讶地喊道：“众信、不识、宽仁、和思、中道，你们怎么都来汤之国了？”所有人都转头看向宇智波鼬，他们脸上的表情瞬间出现了惊讶，然后变为欢喜，可以说是人人喜笑颜开。但没有人乱哄哄的叫嚷，他们甚至稍微的整了整队，然后用整齐划一的声音向宇智波鼬打招呼：“会长大人好。”宇智波鼬赶紧挥手：“都小声点。另外，在家族外面不要叫我会长。”是。坚定但声音很小的整齐回答，因为音量不足以引起共振，结果产生了奇怪的回声。所有人听到后都是一愣，然后面面相觑后忍不住笑了起来。宇智波鼬也是乐得笑了起来，他能感觉到这些学习会的下忍变化，分别1个多月，他们对自己的态度从服气夹杂着怨恨，转变成了尊敬、亲近和依靠。多谢了，宇智波副月族长和诸位长老，你们果然完成了我需要的最后一步。宇智波鼬费心在家族内开设学习会，将自己总结的珍贵知识传播开，可不是因为他无私啊，他要的就是这些会员的人心。但人心是很奇怪的东西，你不能一直对他们好。生米恩，斗米仇这个道理，宇智波鼬非常清楚。上辈子他甚至是亲身体验过这个道理，那种付出了大量心血、时间和钱，换来了一个仇人的感觉，真是能把人憋屈死。但也不能自己作恶，让下人们感受伤害，这样会直接将好感清零，自己1个多月的忙活就白费了。他需要一个人或一群人替他难为学习会的下人们，让获得幸福的下人们重新感受人世间的疾苦。在遭到外来的威胁后，这些经受了纪律训练、初步培养出小团队精神的下人会自动抱团取暖。外来的威胁越强，学习会这个小团体就会越坚强，最终被锻炼成忍界最坚强的团队。这些原本没有前途的下人，在开眼后看到了远大的前途，却再次被人夺走了希望，得到后的失去最让人刻骨铭心。他们会深刻的仇恨家族高层，也会对3代火影极端仇恨，更会怀念带给他们希望的宇智波鼬。最终，学习会这个团队会成为强力的组织，所有成员都紧密的团结在宇智波鼬身边，成为他手里最锋利的武器。在超凡世界，指望这件武器宰割天下是不行的，毕竟下人们的底子和天赋确实不是顶尖的那种，但在宇智波家族内绝对是无敌的，在木叶村内同样可以无往而不利。因此，在接到3代火影的征召命令后，宇智波鼬就知道这正是自己要的机会，顺水推舟离开木叶村，跑到汤之国逍遥自在。来到这里后，开始几天是有点忙，弄死了10几个根部忍者，又写了一篇5000字的报告，但接下来跑到海岛上驻守巡查的日子就很舒服。
再也不用考虑下人们的学习进度，不用思考怎么和族长长老斗心眼，更不用对三代火影至尊团藏隔空斗智，头发都不掉了。如果不是雾隐村突然来真的，宇智波鼬根本不会回来。简单的清点人头之后，宇智波鼬就知道情况比自己想的更严重。他走的时候，学习会145名成员站在自己面前的正好是100人。他连连摇头，叹息道：“绝大部分成员都来了，咱们的忍术与战术学习会这是被连锅端了。”宇智波重信苦笑着回答道：“会长，不，鼬大哥，真是被全都端掉了。我们这里是大头，另外还有一批去了宇智国，没走的只有止水、濑户、志野他们几个。”宇智波鼬意味不明的笑了，在心里暗暗的说道：“果然，几位长老只能护得住自己的孩子，根本无力抵抗族长的倾轧。”原来，宇智波鼬走后的1个月，宇智波雄一郎和宇智波龙之介很好的保护了学习会。为了缓和与其他长老和族长的关系，2位长老和姓尹老头商量后，大量的接纳高层和嫡系的子弟加入。忍界本质上是个高贵有种的世界，这些上层的孩子确实天资聪慧，即便没有宇智波鼬的种种作弊手段，他们依然很快就掌握了体能锻炼、站桩法、药膳配方等秘密，几乎是一个接一个的开眼。那段时间，整个宇智波家族欣欣向荣，上层和下层利益一致，人人都欢欣鼓舞，气氛好得不得了。但这也是最后的欢乐时光。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宇智波家族大量的血轮眼觉醒，对3代火影为首的统治集团有多大的刺激。自从志村团藏从风之国返回后，他就接受了3代火影的指令，全力强化针对宇智波家族的情报渗透。血轮眼大批发，自然瞒不过团藏的眼睛。而了解到具体数量后，志村团藏吓得脸都绿了。得到情报后的3代火影也是脸色阴沉的可怕。志村团藏恨恨地说道：“真是小看了那个叫做宇智波鼬的忍者，不仅仅是干掉了我的15名部下，还在宇智波家族埋下了这么大的雷。我马上挑选精锐的忍者，这次一定要把他杀死在汤之国，绝不让他回到木叶村。”3代火影狠狠地瞪了志村团藏一眼，说道：“宇智波鼬是木叶忍者，你身为木叶村的高层，怎么能对木叶忍者动手呢？下不为例！日斩！这可是18岁觉醒3勾玉血轮眼的宇智波，而且他还杀了我的15个部下，这个实力绝对不正常。”水户门言问道：“一个人杀了15个根部忍者？团藏，你派出的忍者都是什么水平？”3代火影摆了摆手，阻止了团藏的回答。他开口说道：“并不是宇智波鼬的实力太强，而是团藏派的人出了问题。”他看向团藏，缓缓地说道：“大蛇丸给我传递了详细的报告，是你派出的2个特殊忍者临场出现了变故，造成根部忍者自相残杀的意外，这才有了15杀的结果。”水户门言听到特殊忍者这个名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摇头叹息道：“就算宇智波鼬是3勾玉血轮眼，4队忍者也足以围杀他了。最后2个不稳定的忍者实在是多余。”3代火影眼睛盯着志村团藏，嘴里轻飘飘的批评道：“言，你也是木叶高层，不要学团藏，出口都是杀害木叶忍者的话，这不好。”水户门言立刻点头道：“抱歉，以后不会了。”3代火影点点头，继续说道：“团藏，这次的事件证明，战国时代的死亡忍者早该淘汰了。从现在起，禁止你进行这种残忍的培养方式，明白了吗？”志村团藏闷闷地说道：“我知道，日斩，我会立刻停止。”志村团藏满心的郁闷，对大蛇丸也是心生怨恨，但想到这个混蛋正在推进的根部忍者训练更新计划，只能将这口恶气吞进肚子里。3代火影满意的点点头，正好手上的烟斗熄灭了，他在烟灰缸里敲掉烟灰，然后不紧不慢地装新的烟丝。他的眼睛盯着烟锅，慢慢地说道：“宇智波鼬离开了1个月，宇智波家族的血轮眼开眼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就证明他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就算曾经是，现在也不是了。现在的问题是，该怎么对待宇智波家族新增加的100多双血轮眼，以及怎么打断这种增长的趋势。”3代火影重新装填好了烟丝，身为忍术博士的他当然不需要点火工具，将烟斗塞进嘴巴里轻轻一吸，烟斗就点燃了。细细地品尝了烟草的香味后，他才缓缓吐出烟气，继续说道：“要知道，宇智波家族聚居的地方，很多并没有宇智波姓氏的村民也有宇智波的血统，他们原本就有很小的概率觉醒血轮眼。如果这个开眼的趋势蔓延到他们那里，事情就没有办法处理了。”转请小春点头说道：“日斩说的对，要是血轮眼太多，宇智波家族的野心就不可抑制了。我们终究不能将整个宇智波家族都杀光啊。”志村团藏冷笑：“为什么不能杀光宇智波？老师说过，宇智波的血脉就是邪恶的，灭族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根本问题。”志村团藏3代火影的声音拖得老长，他对于这个同学固执的表演感到不耐烦了。坐在这里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学，不需要你的表演惹人心烦。但他3代火影的人设不能崩，不可以对木叶忍者喊打喊杀。你忘记了我的话了？再被我听到你这样的言论，我真的会处罚你。这次真的是下不为例了。哼！志村团藏和猿飞日斩的表演结束了，讨论继续。F4绞尽脑汁思考该如何让宇智波家族不再疯狂觉醒血轮眼。但战术与人数学习会是绝对的家族内部事务。火影的职权虽然极大，但直接干涉宇智波的家族内部事务，绝对会让所有的忍族炸锅。不要说日向、宇智波，就连山中、奈良、秋道、有女都会深感不安，甚至转请志村、水户门、猿飞这4个绝对的自己人也会感到不满。不能直接干涉，那怎么能改变宇智波的内部事务呢？志村团藏狠辣果决，水户门言稳重大气，转请小春缜密细心。但他们为什么成不了火影，真的是因为关键时刻的决断。2代火影千手飞间何等样人，那样一个心思缜密的政治高手，会因为一次临时的判断而决定最后的继承人选？这当然不可能。千手飞间早就选定了猿飞日斩，那一次断后的人性拷问，不过是为了猿飞日斩量身打造的，铺平他火影之路的最后一个理由。
袁飞日斩和 F4其他3人的区别就是，他是最有脑子、最能解决问题的、最能耐心培养新人、抓住人心的唯一人选。就在3人已经脑袋空空、愁眉苦脸、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3代火影才悠然地开口说道：“我有一个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3个老同学惊喜的注视下，3代火影微笑着说道：“我们再对宇智波家族发一次征召令，这次不指定具体的名单，但我要240名下人，只要下人。”他扫视了所有人的眼睛，问道：“你们说宇智波富岳会把什么人的名字写在征召令上呢？”遗憾的是，3个脑子还在混沌中，没有人捧哏的3代火影只能自问自答，只能是那些刚刚开演的下人，那些在宇智波家族中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下人。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啊！看到3人还是不能理解，3代火影是既安心又郁闷。安心的是，他的智力优势还是那么的巨大，没有人能够威胁到自己；郁闷的是，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高处不胜寒啊！哦，还有就是他袁飞日斩必须亲口解释自己的计划，这其中的阴损之处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实在是有损他光明正大的形象。好在都是自己人，偶尔说说不会传出负面的名声。3代火影找到志村团藏提供的情报，指着其中几行记录说道：“你们看，最初这个学习会的成员都是宇智波家族中公认天赋最差的下人，被认为是不太可能开演的吊车尾。他们是第一批开演的受益者。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些受益者顺从地将方法传授给了高层的孩子。”他指着后面的几行记录继续说道：“然后开演的名单就是以高层的孩子为主了，但底层宇智波还是有不少的。我不动这个什么学习会，只把这些底层开演者都抽走。高层宇智波的孩子会不会将他们学到的东西传授给其他底层的宇智波孩子呢？”3代火影的眼神再也不温暖了，他冷冷地断定道：“不会的，绝大部分都不会。宇智波家族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高层对底层很有戒心，这从底层宇智波忍者学不到多少忍术就能确定。当然，宇智波家族多有怪人，肯定会有极少数大方的，那我就针对性的抽掉，直到底层的宇智波什么都学不到为止。高层的宇智波才有几个人，就算是他们的孩子全都开眼了，比2个月前能多几双写轮眼呢。”志村团藏只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明明无从着手的大难题，袁飞日斩只用一个命令就彻底解决了。他笑着说道：“好，这么一来，宇智波的高层还会主动的帮助我们，把那些新生的写轮眼送到战场上去。好好好，把他们都送到雾隐村的战场上，那是宇智波忍者最难对付的敌人。全去雾隐村战场太显眼了，调一部分去宇智国战场，那里也不太舒服。”当计划的大框架成型后，志村团藏添加阴谋十分的流畅，眨眼就想出来2个恶毒的主意。不愧是袁飞日斩最亲密的战友，最得力的助手。木叶村高层 F4经过紧急的讨论，3代火影进行了第2轮动员，但这次没有指定任何一个具体的名字。几天后，他满意的看到宇智波富岳递交的名单中包含了几乎所有的老学习会成员，这是宇智波刹那和宇智波四方等长老的强烈建议，遭到宇智波雄一郎和宇智波龙之介的激烈反对后，由宇智波富岳拍板决定的。在他看来，自己这些高层已经掌握了开眼的全部秘密，就没有必要再死保这些天赋低下、几乎注定不能晋升2勾玉写轮眼的下人了。宇智波重信他们8个队长既然要离开，队长的职务自然就是被撤销，宇智波富岳就能够任命新的队长，彻底接管整个学习会。于是他顺水推舟，就将学习会整个打包交给了火影，然后这些可怜的下人就被派遣到了汤之国和宇之国。宇智波优了解到了事情经过，没有什么惊讶的表情，他一开始就知道信银老头加上雄一郎和龙之介2位长老也是保护不了学习会的，因为威胁不仅仅是来自家族内部，还有村子里的3代火影。当袁飞日斩和宇智波富岳达成默契，这就是不可抗拒的大事，2位家族的长老能做什么呢？他们最多抱住自己的孩子。宇智波优环视一圈，问道：“桃子、一木、领花都去了宇之国？”宇智波重信回答道：“去宇之国的只有一木，他现在每天都泡在泥水中打滚，真是比我们还惨。至于桃子和领花，他们都嫁人了。”宇智波优震惊：“哈！”3轮雅士震惊：“喵！”不是，宇智波优傻眼了，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宇智波桃子才18岁，领花也是刚刚17岁，如果是平民结婚倒是晚了，但他们可是忍者，还是开眼的宇智波忍者，怎么突然就嫁人了？宇智波和丝双手一摊，无奈地说道：“优大哥，您是真不知道啊，就是因为他们是开眼的宇智波女忍者，所以才会这么快的嫁人。”宇智波优拳掌交击，恍然大悟地骂道：“他喵的，高层和嫡系还在搞血统优选这一套啊，真是该扫进垃圾堆的玩意儿。开眼是宇智波成员血统纯正的证明，能够开眼的女忍者生下的孩子，自然是血统更加纯正的后代，更容易开眼，获得血脉力量。这种养狗养马的论调，在宇智波家族大行其道。其实，日向家更厉害，堂兄妹之间的血亲结婚比比皆是。宇智波女忍者数量本来就不多，能够开眼的女忍者更是罕见，因此哪怕是出身底层，只要开眼就会受到高层的竭力追捧，很快就会退役结婚生子。像宇智波美琴那样的优秀忍者，哪怕他觉醒了3勾玉写轮眼，也是早早被宇智波富岳锁定，刚刚20岁出头就退役结婚了。这次学习会看似全军覆没，但女孩可都留在木叶村了，她们可是开眼的大热门，如今怎么也不会被族长放出来的。放眼看过去，在场103个生灵，竟然有102个大小光棍，只有3轮雅士这只猫是唯一的雌性。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宇智波优也无可奈何，只能暗自叹气。喵喵的，水泊梁山的好汉都没有自己的队伍这么纯粹。他只能希望随着小弟们的力量增长，将来自己带领的不会成为纯粹的和尚队。宇智波优收拾好心情，拍手引起所有人的注意，然后大声地说道：“我们既然在汤之国的战场聚在一起，
干脆所有人就都不要分开了，我们一起居住，一起训练，一起领取任务，然后一起和雾隐忍者作战。宇智波下人们开心地欢呼起来。虽然只被宇智波优调教1个月出头，但他们个个都是被宇智波优在心里种满了暗示种子的，这样的高强度调教1个月，足足顶得上正常情况1年的效果。宇智波优的部分三观，随着暗示种子的反复爆发，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下人们的心里。他们本来就是宇智波的底层，没有那些能够参与族会，甚至是能够加入警备部队的宇智波那么骄傲，对于战争也没有过分的狂热情绪，反而颇有些忐忑和畏惧。这不是说这些下人性格有问题，而是在宇智波家族中，他们就是吊车尾，日常见到的、听到的都是其他天才如何被打压的都习惯了。这就像是尖子班的最后几名，其实考试成绩比中等班的第1名绝对不差，但他们日常总是排名倒数，反而没有中等班第1名的自信心强。再加上宇智波优的狗道思想影响，他们对战争是畏惧的，能够得到自己最信任、最佩服的大哥带领，哪有不欢迎、不开心的？在欢呼声平息后，宇智波重心问道：“优大哥，我们聚在一起，总要有个名字吧？不然对外自称的时候很是麻烦。”对，重心说的对，我们还叫学习会。笨蛋，当然不能了。就是家族的学习会还在，只是我们被踢出来而已，人家不会允许我们用这个名字了。对啊，再说了，我们现在可是在战场，是要和雾隐忍者战斗的，报出学习会这样的名字也太软弱了，不够威风。那就叫宇智波部队。族长听到了一定会狠狠地惩罚你，那就叫忍压部队。一个通灵了忍压的宇智波下忍提议道，但他马上就遭到了广大猫党恶狠狠的注视，自己把后半句给吞了回去。趴在宇智波优肩头的三轮雅士满意的喵喵笑了，因为对于大家的反应很满意，所以他悄悄将举起的白色爪子蜷缩回胸口。100多个宇智波下忍吵了半天，毫无结果。这很正常，忍者接受的主要是武力训练，绝大部分都缺乏文化素养，肚子里没有货，自然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让一帮震惊时只能说出得的家伙想名字，和让只凭一句卧槽走天下的大学生写诗一样，没戏。宇智波优其实也一样，但他好歹不是酒漏鱼，终究还是背诵过不少好文章。此时他身在忍界，不用在乎被人指责抄袭，于是绞尽脑汁回忆那些磅礴大气的诗篇和文章，想要给自己队伍取个好名。是的，现在这101个下人都是他的人了，大蛇丸都拿不走的那种。很快，宇智波优在记忆中找到不少上好的诗词，但是有些气势太过磅礴大气，他觉得自己不配，只能遗憾地跳过去。最后看着这群最大不过18岁、最小才刚刚11岁的孩子，宇智波优的心中泛起一段和少年有关的词句：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郁郁皇皇。在这一系列的排比中，红日太大，河流不累，潜龙不配，鹰隼不喜，奇花太娘，所以宇智波优选择虎啸2字。不用念诗，因为念了也是白费劲，不是炎黄种体会不到其中的美。宇智波优只是简单的将这2个告诉大家，所有人就同意了。这是身份的作用。其他的同伴提议，所有人都会挑刺，不能尽善尽美，就会被喷得体无完肤。但优大哥的提议，只要不是问题太大，谁能站出来反对？难道不怕被同伴圈起来踢？更何况虎啸这个词贼拉威风的，就算是按照忍界习惯用单字虎字，也是足够的威风。所以宇智波优带领的这支宇智波下人组成的部队，就自称虎啸部队或者虎部队。名正言顺，名字正式确定下来，所有人的心中似乎就有了依靠，再加上有了主心骨的带领，对战场的恐惧感也随之消退了许多。之后，在宇智波优的指挥下，虎啸部队在原地搭建帐篷，建造分隔的围墙，在木叶村忍军的大营中画下了属于他们的地盘。他还派人去购置粮食，向指挥部正式报备虎部队的建立。以后如果指挥官有直接指派的命令，就会递给虎部队，而不是最下面的忍者小队或忍者个人。虎部队的建立当然是在木叶忍军中搞独立小团队，但这并不是犯忌的行为。恰恰相反，所有的木叶忍者指挥官都欢迎这样的组织建立，这能够大大降低他们的指挥难度。在战斗中，当指挥官需要迅速调动一大股力量的关键时候，只需要一个命令对接虎部队，就能调动100多名忍者。但对接对象是3人小队的时候，就需要发送34条命令，才能调动100名忍者。哪种组织简单快捷，当然是一目了然。当然，这种内部小部队只能是小部队，绝对不能搞得规模太大。比如说下6000多人的汤之国忍军中，宇智波优组织101名宇智波下人建立虎啸部队，从大蛇丸到3代火影都会觉得这是好事。但他把虎部队扩充到300人，大蛇丸大概是能够容忍的，但3代火影就会将欣赏变成深深的怀疑了。他如果不知好歹继续扩充，将虎部队增加到1000人，那就是对大蛇丸的严重挑衅。就算是为了自己的指挥权威，大蛇丸都会毫不犹豫地勒令虎啸部队解散，并且将宇智波优遣返回木叶村。接下来就是无穷无尽的监视，把宇智波优打入监狱也很有可能，甚至故意逼他成为叛人，然后再以此为由进行围杀。不但木叶村的3代火影容不下这么厉害的木叶忍者，宇智波家族的族长富岳同样容不下这么厉害的族人。类似的小部队在几个大忍村中不是个例，其中沙隐村的傀儡师部队、岩隐村的爆破部队都是成功范例，他们的规模超过了1000人，甚至成为忍村的精锐部队。这2支部队能够成长起来，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傀儡师是2代风影创建的，爆破忍者则是2代土影创建的，在忍村最高领导者的直接指挥之下。至于在战场上打出威名，反而不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如果不是在影的指挥下就能获得耀眼的战绩，很可能就是小部队被拆散的导火索。
宇智波鼬在搭建帐篷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可能是因为刚刚突破的缘故，他的心态非常年轻，反而从心底里冒出来跃跃欲试的冲动。当然，宇智波鼬他毕竟不是真的年轻人，小小的冲动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淡定，淡定，掌握虎部队只是为了掌握宇智波，掌握宇智波只是为了收集资源。我的唯一目标是修仙，修仙可长生啊！宇智波鼬，你的目的不是争霸人间，不是争霸，不是争霸，但是好像挺好玩的。呸！虎部队的成立没有泛起什么水花。此时最大的事件是雾隐村大举来袭，木叶忍者从上到下都在紧张地注视着敌人。尽管宇智波鼬早早地将情报带回来，给了木叶忍军足够的提前量，但后续的侦查却很不顺利。雾隐忍者曾经的2场战争中没有打出亮眼的战绩，但驾驭着舰队的雾隐忍军在战争初期具有绝对的主动权，他们想在哪里开战就能在哪里登陆开启战斗，木叶忍者只能被动应对，而且就算是被动防御，也需要木叶忍者付出相当的牺牲才能实现。木叶忍者没有足够的人手将汤之国的海岸线摆满，只能不断地派出忍者侦察雾隐忍军的位置，然后调整自己的主力位置，尽可能缩短雾隐忍者的先手时间。可大海是水遁和冰遁的绝对主场，在大海上进行战斗，擅长水遁的雾隐忍者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且木叶忍者在大海上无依无靠，雾隐忍者却背靠舰队，随时能够得到补给和援兵，更是进一步放大了他们的优势。在情报战阶段，木叶忍者的损失通常是雾隐忍者的10倍以上，运气不好甚至可能飙升到15倍。还好的是，并没有对木叶村宣战的云隐村对于雾隐忍者的大举来袭同样紧张。经过大蛇丸和土台的紧急沟通，汤之国东部海岸线的北段交给了云隐忍者防御，这就大大的减轻了木叶忍军的压力。因为共同的敌人大兵压境，云隐村和木叶村不得不临时抱团，双方建立了不怎么顺畅的沟通渠道。情报通报什么的太靠谱，总算是让双方的忍者保持克制，不至于在大海上遭遇时直接干掉对方，避免了很大的侦察忍者消耗。在这样的一系列操作下，木叶忍军终于保持了对雾隐舰队的掌握，但获得的情报也让大蛇丸深深的为之疑惑。反复的确认情报的准确性，大蛇丸百思不得其解，终于是对参谋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奈良鹿角，雾隐舰队在这个无人岛停留时间已经超过了2天，那里有什么东西吗？参谋奈良鹿角眉毛皱的能够夹住5两童子，大蛇丸的问题也是他深深为之疑惑的问题，绞尽脑汁的思考却没有丝毫收获。最终他还是摇头回答道：大蛇丸大人，这座无人岛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对雾隐舰队有用的东西只有淡水和木材。大蛇丸说道：不对啊，最近海上并没有爆发风暴，雾隐舰队就算是有什么损失，也只会是个别船只失火或触礁，获取淡水和木材的数量多不到哪里去，肯定不需要停留2天。他金黄色的蛇瞳看向了东方，看向汤之国东侧的汤山半岛海域，心中充满了疑惑，那里究竟有什么？大蛇丸当然知道那里是宇智波鼬的巡逻区域，而且也是他在那里发现了雾隐舰队的情报，但大蛇丸没有理由将已经回到木叶忍军营地的鼬和雾隐舰队的异常滞留联系在一起。大蛇丸都没有本事将雾隐舰队搞得停留2天，区18岁的宇智波鼬当然更加不可能做得到，这是常理。但事实从来不讲理，雾隐舰队的滞留还真是宇智波鼬搞出来的，而且宇智波鼬并不知道自己搞出来了大事。辉夜恋，辉夜家族的顶尖忍者之一，血祭县界尸骨脉的最强觉醒者之一，受到血祭县界的影响，他的脾气异常暴躁。但就是他对于舰队滞留2天的时间也没有任何质疑，这座岛上的景象实在是太骇人了。曾经郁郁葱葱的大山变成了焦黑色，茂密的丛林一扫而空，地面上的岩石有着水样的波纹结构，明显是经过了融化流淌后再凝结的结果。刚开始大部分雾隐忍者都以为这里出现了一次火山喷发，只有少数熟悉航道的忍者对此十分疑惑，因为这个岛不是火山岛。出于谨慎的关系，指挥官鬼灯朔月决定派人上山勘察，当时辉夜恋是不以为然的，甚至出言嘲讽了几句胆小鬼之类的话。当勘察小队的忍者失魂落魄的归来后，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他们带回来的情报证明，这里的异常还真不是火山，而是这些下忍和中忍完全不能理解的力量造成的。于是更多的忍者出动了，包括一些精锐的上忍，7个不服8个不忿的辉夜恋带队前往。当时他叫嚣着，能有什么不理解的力量？平民忍者都是些没见识的胆小鬼，让我去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要我说，说不定就是木叶忍者搞的鬼，为的就是要吓唬我们，让我们中的胆小鬼心惊胆战，变成手软脚软的软脚蟹。哈哈，说不定真是这样，说不定我还能逮到木叶忍者呢。但等到他们返回，人人都有点魂不守舍的样子，实力越强，见识越广的高级忍者受到的惊吓越是严重。身为影级忍者的辉夜恋最惨，他脸色苍白，神魂不安，身体哆哆嗦嗦的，甚至连眼睛都无法聚焦，整个人就像是个傻子。辉夜恋嘴里一个劲的重复，是雷霆，不是雷遁，是雷霆，不是雷遁。这下子情况就真的严重了。鬼灯朔月作为忍军的最高指挥官，绝不可能放任自己的身后存在巨大的隐患，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必须要把事情搞清楚，排除可能威胁到雾隐舰队的任何因素。雾隐忍者动员大批忍者，将这座无人岛翻了个底朝天，果然发现了大量异常的情报，一一汇总到旗舰上的指挥部中。情报越多，一众指挥官越是心惊。山上的地形改变是因为某种攻击造成的，可以肯定是人干的，因为岩石融化的区域以山顶为中心，呈现绝对的正圆形。在岩石融化的边缘位置，仅仅1步的距离，一边是漆黑的凝结岩石，另一边却是郁郁葱葱的森林。作为攻击的中心点，山顶至少被削掉了2人高，这种可怕的攻击力简直是匪夷所思。除了山顶，还有一处特别的痕迹，就在这个海湾上的沙滩附近。
鬼灯朔月指了指临时画出来的海岛地图，上面用一大一小2个红圈标注了2个重点强调的位置。这个痕迹虽然面积不大，但攻击的烈度并不小，那里的岩石更是彻底的液化过，甚至还有发现了大量的水滴状岩石颗粒。我完全无法理解，岩石融化后再凝结的速度，竟然能够快到将飞溅在空中时的水滴形态保存下来。鬼灯朔月看向沉默不语的灵，作为血之一族的冰盾使者，在降温方面，他应该是最强的忍者。灵有着一头柔顺丝滑的黑发，娇柔清丽的面容，以及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静，是个不折不扣的冰山冷艳大美人。唯一可惜的是性别为男，当然，有些老色批可能会因此而更喜欢。灵注意到鬼灯朔月的注视，面无表情的摇了摇头，用清丽冷冽的声音说道：“这不是降温足够快就能做的事情，岩石传导温度的速度很慢，降温太快只会炸裂，不可能保持融化时的形状。除非降温的时候是从内到外同时同步的急速降温，就在空中飞行的过程中，从完全液化的1700度以上下降到足以固形的800度左右。”灵用白皙纤细如同葱白的手指捻起一枚水滴时，清冷的脸上也出现了掩饰不住的惊讶神色。他接着说道：“从这个形状看，在空气中的速度很快，大约是从150米左右的高度落下来的，也就是说一来一回的时间是9到10秒。太快了，10秒内我只能够降温400到600度，更别提内外同时降温了。这是我从未想过的方式，难度高的不可思议。”鬼灯朔月追问道：“具体有多难？”灵摇摇头说道：“我不知道。”接着他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看向鬼灯水月说道：“但我能猜到做到这一点能有什么效果，只需一击，你会从内到外瞬间冻结。”传承鬼灯水花秘术的鬼灯朔月最害怕的就是冻结伤害。听到灵的描述，惊呼道：“这么快？”灵举起水滴时说道：“这个东西在10秒从内到外同时降温900度，就是说半秒可以降温45度，而你的体温只有37度。内外同步降温的恐怖之处是不再需要温度传播了，只要降到0度，你的身体就会冻结，没有过程的。”宇智波优要是能够听到冰盾使灵的分析，也只能目瞪口呆的反驳不能，甚至还得拍手叫好。他的分析逻辑实在是太通顺了，根本没有反驳的余地。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按照新的命名，这是土灵土遁术所附带的大地液化效果。当这个术被闪电打断后，失去了自然能量的支持，液化的岩石自然瞬间恢复原本的性质，跟温度是毫无关系的。雾隐村一群精英上忍和隐级忍者被分析吓得无言，辉夜恋却低吼道：“温度算什么？威力才是关键啊！那漫山遍野的痕迹都是闪电打出来的，那是我的骨头绝对挡不住的攻击力，却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覆盖那么大一座山，这是能够一击覆灭我们所有人的攻击。”辉夜恋挥动拳头，暴躁地捶打厚实的桌子，大声地吼道：“所有人都能一下被杀死，忍界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攻击？”鬼灯朔月安抚了自己狂跳的心后，对于辉夜恋的狂躁没有反感，因为他的水花秘术不但害怕冰冻，还畏惧雷遁，这里的闪电攻击自然也是他的克星。轻卡滚太过惊人，难免会有人质疑，于是有人开口质疑道：“这座岛的样子真的是人干的吗？会不会是自然的雷暴天灾？”宇智波优连连点头：“天灾，绝对是天灾。”他的话说出了不少人的疑惑，赞同或质疑的窃窃私语声响起。辉夜恋突然暴起，挥手就是一个大逼兜，把开口质疑的上人打得满脸开花。辉夜恋的手指上伸出了3寸长的骨刺，这一巴掌下去，上忍的脸是真的分成了好几半，鲜血、碎肉、断牙飞得到处都是。上忍吭都不吭的就昏迷了过去。辉夜恋啐了他一口浓痰，骂道：“你当自己很聪明？你以为我是谁？我都被吓成这样了，就你个弱鸡，以为是在质疑？你他星号是在打我的脸啊！你敢打我的脸，不是找死是什么？”鬼灯朔月挥挥手，示意把受伤的上忍带出去治疗。他叹了口气，对剩下的人说道：“不是自然灾难，就是人为的。就在这个小规模的痕迹附近，我们找到了岩石建造的房子，还有一片菜园。”鬼灯朔月的表情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满满疑惑下的呆滞。他回想着自己看到房子和菜园时的样子，失神一样的说道：“那座房子有破损后维修的痕迹，那片菜园里的菜是1个月前种下的，时间正好和这2处诡异匹配。很显然，这是有人在岛屿发生变故后维修了房子，重新种植的蔬菜。我们深圳发现有一部分青菜是刚刚被采摘的，时间就在2天前。有人在这个岛上经历了这场恐怖的变故，然后继续在这里生活，直到我们到来前一天，他才离开。”鬼灯朔月的眼神充满了警惕，一字一句的说道：“他是因为我们来了，这才离开的。”灵氏3人中最年轻的，他开口问道：“鬼灯指挥官，你是年长的老忍者，你是否知道忍界有谁能够造成这样的灾难？”辉夜恋深吸一口气，谨慎地问道：“娘娘腔说的对，指挥官您知道什么情报吗？”鬼灯朔月摸了摸胡子，叹气道：“忍界确实有这么强大的忍者，我甚至还亲眼见过他。那时候我才6岁，还不是正式的忍者。他一个人堵住了我们刚刚建立的雾隐村大门，当时好几千刚刚换上雾隐护额的忍者和他对峙，却是谁也都不敢和他发生战斗。初代目白莲大人和他交涉，那家伙却蛮横的不接受初代目提出的任何条件。为了吓唬我们，他化身巨大的查克拉巨人，用手里的巨剑一击，就劈开了村子门前的那座山。”辉夜恋和灵以及在座的所有忍者都张大了嘴巴，这说的是雾隐村大门不远处的那条大道。虽然从小都知道那条路的名字叫做修罗切，但谁能想到真是人力一击开辟出来的？这怎么可能？联想到修罗切这个名字，有人惊呼道：“忍界修罗！”对，就是忍界修罗宇智波斑，还有忍者之神千手柱间。鬼灯朔月继续说道：“如果他们还活着，我会直接断定这是宇智波斑干的。他擅长火遁，也许我们对闪电力量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他们都死了，
我现在是真的不知道谁还有这样的可怕力量了。难道世界上还有这样恐怖的人存在？就在雾隐高级忍者们惶惶不安的时候，又有一位上忍站了起来。他说道：“诸位，就算是这个神秘的人物再厉害，我们也不能在这里耽搁下去了，时间实在是太久了。”辉夜恋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但也没有暴气打人。林泽颇为友好的和他点头示意，并且赞同道：“赵美上忍说的对，在这里继续滞留的话，云隐村和木叶村对我们的掌握就会加深，接下来的登陆战空间就会很快变得狭小，不利于我雾隐忍者发挥。”鬼灯朔月问道：“赵美上忍，你有什么建议？”身材魁梧高大、面容俊朗的上人冷静地回答道：“我建议再停留1天时间，进行更加彻底的检查，确认这个神秘人是否停留在这里，或者确认他对我们没有直接的威胁。明天我们就离开这里，进入更远的海域绕个圈，脱离云隐村和木叶村的视线后，他们就会紧张，不得不分散兵力和侦察的力量，然后我们就直扑我们真正的目的地。”他将手放到了后脑勺，笑着说道：“哈哈，尽管我还不知道最后的目的地在哪里，但我觉得这样的计划还是可以起到作用的。”鬼灯朔月很满意这个建议，他点头道：“赵美上忍的建议很有用，真不愧是元石大人最看重的部下。既然如此，接下来就按照这个计划执行。”他环视四周，问道：“其他人还有什么建议或者补充的话要说吗？”林说道：“我也觉得没有问题，我们走后可以在这里留下一个小队，就当是预警信号吧。”辉夜恋也是点头说道：“很好，留下一个小队更好，能有人在这里盯着，我心里就觉得安稳多了。”更多的雾隐忍者从船上下来，进入岛屿进行搜查，但在严厉的命令约束下，没有人敢于破坏那个简单的房子和菜园。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宇智波鼬正在给虎部队做饭，他用一把真正的铁锨翻炒锅里的蔬菜，对着三轮雅士抱怨道：“这菜也太贵了，这里聚集的木叶忍者太多了，搞得汤之国物价上涨得太猛了。”三轮雅士说道：“这不是你要求的吗？自己的主意就不要抱怨喵。”宇智波信众对着账单也是啧舌，他忍不住说道：“其实有足够的粮食，还有咸鱼，也能吃饱的，没必要弄这么多的蔬菜，太贵了，吃不起啊。”宇智波鼬却是呵斥道：“再贵也是我出的钱，我抱怨理所当然，你小子抱怨的啥？嘿嘿，这不是替大哥心疼您的钱吗？我看其他的忍者都没有这样奢侈的，咱们这么做有点太高调了。”“胡说八道，吃点好的就高调了？真正的高调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我们是宇智波家族的忍者，吃点好的怎么了？”宇智波鼬叹气道：“哎，早知道后来的时候绕道一下，把我的菜都收回来了，现在全都浪费了。”啊！三轮雅士乐得直打滚，甚至从宇智波鼬的肩膀上都掉了下来。他对宇智波信众说道：“你们的优大哥是真正的怪人，我们之前在无人岛上执行任务和修炼，他莫名其妙的就在岛上建了一座房子。”狸花猫回想起来还是忍不住的惊奇，他感慨道：“盖房子也就罢了，毕竟那是个长期的任务，有个房子挡风挡雨也挺好的。但是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竟然在房子前开垦了一片田，种了很多的菜，弄出来了个菜园子。”宇智波鼬说道：“哎，这是我的种族天赋发作了，看见小溪边上的草地，手它自己就动了，很奇怪的喵。”哼，三轮雅士，你果然距离炎黄喵还差了一个天赋。喵呜，又在胡言乱语了，炎黄到底是什么喵？你的种族天赋又是什么喵？哈哈，三轮雅士，你现在已经有了万物皆可吃的天赋，第二个天赋暂时还是秘密。万物皆可吃，可恶喵，这都是被你带出来的习惯。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的日常斗嘴，让宇智波信众觉得有点尴尬。他尽量的将自己身体缩到最小，希望不要被优大哥和猫仙人注意到。要是大哥和大姐不小心说出来神要求是，他们能放过自己吗？其实他多虑了。宇智波鼬穿越18年，小心谨慎已经刻入了骨髓中，当着他的面一句梨花酱都不会说出来，更何况其他的秘密呢？就在宇智波信众缩头缩脑寻找退路的时候，宇智波鼬挥舞着铁锨指挥道：“信众，去把那个水桶搬过来。”是。宇智波信众忙不迭地跑过去，吭哧吭哧地搬了过来。宇智波鼬拿起大罩梨，将桶里泡发的肉块捞出，投放到大铁锅中，快速的翻炒之下，很快就有一股奇香蒸腾而起。宇智波信众顿时觉得身心空虚，肚子里好像出现了一个大洞，亟待鲜美的食物填充空缺，口水不由自主的就流出来了。三轮雅士闻了闻，遗憾的摇了摇头，说道：“味道还可以，不过和新鲜的时候比还是差好多。”宇智波鼬笑着说道：“没办法，章鱼腿不是贝类的肉，晒干了只会损失鲜味，不会增加风味。这都是他们找到巨型章鱼的巢穴，一次次砍下章鱼腿后吃剩下的肉。”两位仙人尽管都是大胃王，但宇智波鼬突破后，他的身体状态并不稳定，饭量也是时高时低，有食欲不佳只能吃100多斤的时候，也有胃口大开一次就吞下500斤肉的时候。有了剩肉，为了不浪费，宇智波鼬就把肉切成巴掌大的小块，摊开来晒干，做成麻酱牌大小的章鱼肉干。肉干是很能耐储存的，等到像今天这样想吃的时候，用清水泡发就能够品尝到这种带有尾兽查克拉味道的美味了。虽然三轮雅士和宇智波鼬总是说损失了滋味，但这是猫仙人和老饕的敏锐感官才能感知出的细微差别。实际上，宇智波鼬的手法非常精妙，章鱼肉干之后，从鲜味到营养的损失都是微乎其微的。之所以要做这么一顿，是因为连续2天的恢复性训练，使得宇智波下忍们体力损失巨大，急需营养补充。偏偏战争导致汤之国物价飞涨，物资匮乏到极点，蔬菜还能用几倍的价格买到，但肉类是10倍的价钱都买不到了。而且因为雾隐舰队正在海上徘徊，云隐忍者和木叶忍者执行了封海政策，不允许一条不受他们控制的船下海，所以明明靠海的汤之国连鱼也没得吃。宇智波鼬无奈，只能把珍藏的章鱼肉干拿出来，做一锅烩菜给部下们补身体了。他必须加强训练的强度，因为气氛越来越紧张，
一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现在虎部队能够缩在营地里训练，就是因为任务不多，每天都能被领取完，因此营地里的木叶忍者很多，他们这群宇智波并不显眼。但雾鹰忍者登陆的时候，战斗任务绝对会像潮水一样涌出，那时候木叶忍军的营地内就没有几个忍者了。虎部队留在空荡荡营地里会显得非常刺眼。木叶村的组织结构松散，监察体系约等于无。宇智波优非常善于在规则中寻找偷奸耍滑的机会，但做这种事的关键是要有眼色，绝对不能顶风作案。他只要不想被大蛇丸针对，就得带着虎部队上前线。到了前线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此之前能够增加一点力量，都有可能少死一个人。宇智波优不奢望虎部队零损失，所以他在拉拢这些孩子的同时，也刻意的保持着距离，以免产生过度的情感，将来让自己感到难受。他宇智波优不想通过感受灵魂撕裂般的悲伤，来开启万花筒写轮眼。章鱼腿的美味让宇智波下人们欲罢不能，尽管每个人吃的都不太多，但饱含尾兽查克拉的肉中蕴含着惊人的能量，仅仅是这一顿肉就彻底弥补了连续2天超高强度训练的亏空。而且这帮年轻的男孩都觉得身体变得热乎乎的，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让他们躁动不安。当然，这群小子的队长不一样，宇智波重信、宇智波不食、宇智波宽仁、宇智波和司、宇智波中道，这5个大男孩都是17、8岁的年纪，当然知道这种冲动是什么玩意。宇智波优自然也知道，为了避免这101名大男孩凑在一起，精力无处发泄后产生奇怪的变化，于是他连夜继续超强强度的训练。训练要把4-4制战术的每一种变化都再演练3遍，各队队长带领各自的分队，开始吧。宇智波优的命令引发一阵哀嚎，4-4制的战术变化太多了，完整的演练一遍起码要1个半小时。而且宇智波优的要求是，每次演练结束，所有的失误都要进行总结，讨论失误的原因，讨论防止失误的办法。加上这个环节，完整的一遍下来2个半小时，那是起码的。3遍结束，差不多就要到黎明时分了。5位队长什么都没说，因为宇智波优提前给他们解释了，自己没有料到章鱼肉的效果这么强，有这股火顶在肚子里，今晚上他们所有人都别想睡觉了，就是要把所有人的精力都榨干，累极了累狠了，才有可能睡着。宇智波优面对部下们的哀嚎，只是哈哈一笑，就带着自己指领的分队，当先离开居住地，向忍军营地外进发。等到了各自的训练地点，各队队长自然会按照命令对各自的队员解释夜间训练的原因。宇智波优不会对上百人解释任何问题，因为受众超出2个数量级，信息的传递就只能是单方面的，只能够宣传信息，不适合解释问题。解释问题需要得到对方的反馈，只有知道别人哪个环节不明白嗷呼，针对性的解释特定环节，才能将问题解释清楚。部下们都听懂了，但不少人并不能接受，吃顿饭而已，怎么就让人不能睡觉了？好啊，你们现在可以躺下休息，不管是谁，只要能够睡得着，今晚上的训练就不用参加了。队长，你说的是真的？那当然，这是优大哥的命令。哈哈，优大哥真是会吓唬我们，不就是睡觉吗？躺下就睡着了。对于宇智波优的话，队长们其实也是半信半疑。但经过这2个多月的训练和变故，他的威信已经达到了不错的水平，队长们就算是不相信，也会兢兢业业地遵照命令执行。半个小时后，5位队长都心悦诚服了，他们的队员没有一个睡着的，而且他们躺下之后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平静，个个都觉得心浮气躁，身体就像是开了挂，心脏跳得像气锤，血液流速快得像喷射，全身上下都在发热，偏偏身体没有一滴汗，燥得眼睛都闭不上。然后最小的几个队员出事了，他们捂着鼻子坐了起来，对队长喊道：“队长，我流鼻血了。”我也是，好多。队长怎么办？我止不住了。这时，身为队长的家伙们才会坏笑着喊道：“都站起来吧！”一个个憋的脸都是红色，再躺下去全都得流鼻血。现在相信优大哥的话了吧？你们今天吃的是忍界最罕见的好东西，连族长都吃不到的巨型章鱼肉，这可是优大哥从大海上猎取到的，而且经过他亲自处理，保存了属于尾兽的查克拉，这是能够随便消化的。西马，都站起来，把鼻血擦掉，我们开始训练。是，把4-4制战术的每个变化都练熟，不说能够让每个人都活到战争结束，但每个人都能增加活下去的机会，这是保命的东西，必须照死里练。明白了，队长。在5位队长的带领下，按照宇智波优的教学，虎部队开始了各自的演练。虎部队成立后，宇智波优授予了队长们各特权，他们可以根据训练中的表现调整每个小队的队长人选。调整的依据不是个人的实力，而是根据对战术的理解程度以及和队长的默契程度决定。不以个人实力决定队长的规则，在忍界绝对是首次出现，这和整个忍界的规则都不同。如果虎部队的成员不是战场新人，如果他们不是对宇智波优心悦诚服，这个改变绝对会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引起轩然大波，根本等不到出现成果或重大纰漏，就会半途终结。宇智波优对此有很深的理解，之前他也教4-4制战术的，但绝口不提更换队长的事情，严格按照忍界的规则，谁能打谁当小队长。直到他相信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威信，这才在完全控制的虎部队内部推行。只有将最善于判断的忍者提拔为小队长，和总数17人的分队队长默契配合，才是完整的4-4战术体系。所谓的4-4战术体系，自然是脱胎于大名鼎鼎的3-3制。宇智波优当兵的时候，大约是最后一批演练这套轻步兵战术的步兵。其实很少有人知道，1号设计3-3制的出发点，竟然是因为兔子的士兵素质和装备太差下的无奈。当年的兔子离远没有炮，距离100米子弹不够，哪怕是贴身肉搏，士兵的身体也太过瘦弱，照样是吃亏的厉害。只有大约30米，双方互相投手榴弹的距离是吃亏程度最小的范围。所以兔子的战术追求的是冲到30米，
将敌人炸得晕头转向，然后趁机冲上去拼刺刀。怎么能接近到30米，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能够想的办法只能依靠新战术。但士兵素质差不仅仅是饿得太瘦，识字率也是无限接近0，战术设计的还不能复杂，不然就没法推广。这么多苛刻的要求，最终才逼出来了3-3制。这套战术的核心思想只有2个：第一，尽量减少伤亡；第二，每个人同时只需要关心一件事。宇智波鼬认为3-3制同样是非常更符合忍者的战术，只是需要改进，于是4-4制诞生了。一个17人的分队，在结构上分为队长和4个4人小队，每个小队有1名小队长。队长是不直接参与战斗的指挥者，他专心地观察敌人情况，判断应该采取什么战术变化，然后传达给4个小队的队长。4个小队长专心听从队长的指挥，按照队长命令所指定的战术变化，指挥小队成员进行战斗。3个队员听从小队长的命令，专心执行各自的战术动作，每个都很专心地做一件事，没有其他事情进行干扰，自然能做到最好的程度。指挥者向下对接3-4名下属，完全不会造成指挥困难，战术的执行力就能得到最大的保障。考虑到忍界的特殊情况，分队的队长作为战术的唯一核心和发起者，会成为敌人猎杀的第一目标，所以队长不但需要善于指挥，还得很能打，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既然队长的人条件如此苛刻，宇智波鼬干脆赋予队长抵挡突袭的职责，由他充当整个团队的坦克，拖住敌人中的精英，为分队创造围杀敌人的机会。战术训练的内容都是全新的，而且还在不断的改进，毕竟原始模板来自于魔法世界，在忍界总会有种种细节需要重新考虑，所以训练的难度极高，只能用更高的训练强度来弥补。至于最终的成果，虎部队没有人心里有底，只能等待一场真正的战斗，用自己和敌人的鲜血才能最终证明。战斗的机会来得很快，虎部队成立的第4天，雾影舰队成功登陆，云影忍者和木叶忍者瞬间炸锅，木叶忍军全都动起来了。所有在战斗序列的木叶忍者都接到了命令，集结的命令让他们前往不同的地点集结，围堵疯狂进攻的雾影忍者。可之前几个月，雾影忍者总是零零散散的进入汤之国，3大忍村乱打一气的混战完全不同。雾影忍者选择木叶忍军防御的南方海岸线登陆，暂时避开了云影忍者，大蛇丸只能独立应付这一波攻击，而且还得小心云影忍者不怀好意的偷袭。战场之上，一切契约都是废纸，只有武力是唯一的道理。如果雾影忍者的攻击让木叶村阵脚大乱，云影忍者绝对会暂时忽视已经宣战的雾影忍者，对木叶忍者发起攻击。而且云影村极其不要脸，就算已经对木叶发起了攻击，他们也不会宣战，就是硬拖着给自己留条后路。上一次战阵他们就是这么搞的，明明都打了快1年，3代雷影都不宣战，哪怕是3代火影被打得急了眼，主动向云影村宣战，3代雷影这个莽汉居然能厚着脸皮表示自己不接受就不算开战。在宇智波鼬看来，3代雷影爱是所有3代中最强的，尤其是作为领袖强的无可争议。为了云影村的利益，为了雷之国的利益，3代雷影从来不在乎自己的脸面和信誉，但却会不惜代价的维护云影村的名誉。但凡是云影村签署的协议，3代雷影会不打折扣的执行。他把云影村的政策灵活性建立在自己脸上，只要他自己足够不要脸，云影村就会有灵活的进退空间。有了上一场战争的经验，大蛇丸知道自己必须在迎击雾影忍者的同时，留下足够的力量防备云影忍者。如此一来，抵抗雾影的力量就严重不足。没办法，木叶村虽然家大业大，忍者数量最多，实力最强，奈何有3处战场都在开战，兵力在每一个战场上都不具有优势。木叶忍军的兵力本来就没有登陆的雾影忍军多，云影忍者虎视眈眈，恶意满满的中立牵制了2000木叶忍者，能够用来和雾影战斗的忍者数量只剩下5000，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蛇丸对此也毫无办法。当指挥部只有他的下属奈良鹿角时，冷军大蛇丸也忍不住叹气道：现在我什么都做不到了，只能指望前线的木叶忍者能够爆发出潜力，顶住雾影忍者的攻击。奈良鹿角近乎祈求的附和道：只要我们能够顶住，哪怕只是将战线暂时稳定下来，云影忍军就会将攻击目标确定为雾影。他们2家只要打起来，用来防备云影的2000预备队就能解放出来，到时候做什么都轻松的多了。大蛇丸沉默不语了，不死心的他绞尽脑汁，拼命的思考从哪里还能榨取一点力量出来。突然冰冷的蛇瞳中闪烁出希望的光，他开口问道：宇智波家族的那个虎部队现在在哪？奈良鹿角一愣，但身为奈良的他马上回想起相应的命令来，回答道：虎部队集结在第3防线的6号到41号防御点。大蛇丸立刻命令道：命令把虎部队调上来，去第1防线。对，就去久保田村的突出部。奈良鹿角目瞪口呆，接着就急红了眼睛。他快速地说道：大蛇丸大人，这个命令不妥，虎部队是宇智波家族的下人组成的，指挥官宇智波鼬是唯一一个中人，去了久保田突出部，以他们的力量根本坚持不了多少时间，我们现在不能内。奈良鹿角的失言被大蛇丸伸手阻止，他甚至笑着对自己的参谋说道：鹿角，我和我的老师不同，我没有那么小气，对宇智波也没有偏见，我相信宇智波鼬这个中人，还有他带领的100名宇智波下人，我相信他们拥有超乎想象的战斗力，能够承担得起久保田突出部的防御重任。鹿角，你相信我的眼光吗？大蛇丸大人，我相信你，那就发布我的命令吧，越快越好。是。新的命令看得宇智波鼬眼皮直跳，竟然将自己和虎部队直接顶到第1线，而且是最关键的中央突出部。这是一块面积很大、坡度很小的山包，对于忍者来说和平地没有任何区别，完全构不成阻碍。但对于一支忍军来说，这个山包的存在遮挡了好大一片战场视野，不占领这个山包就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东西，也许是什么都没有，也许是木叶忍者的大军。忍者的战斗是情报的比拼，
忍军之间的对抗同样是情报优先。大蛇丸断定，只要这个山包在木叶手里，雾影绝对不敢向前继续突破，最终这里会成为一个突出部，成为木叶防线的核心支撑点。所以在兵力极端紧张的情况下，大蛇丸还是在这里布置了300名忍者，并配置了3名上忍加强力量。就算是这样，他也无法放心，但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以投入。正是在这样的绝望情况下，大蛇丸想到了宇智波优，想到了忍术与战术学习会，想到了虎部队。他就像是抓到救命稻草的溺水者，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希望，直接将宇智波优顶到了最要命、最艰苦，但也可能是最容易成名的位置。宇智波优心里有很多话想要问候大蛇丸，但他无法战场抗命。如果命令是对他一个人发布的，面对这种要命的命令，孑然一身的宇智波优会掉头就走，直接当叛忍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比起被雾影忍军围攻命丧战场的风险，成为叛忍带来的各种不方便和穷困都是可以接受的条件。但现在命令发给的是虎部队，101名宇智波下忍都在命令涵盖的范围，他要是跑路，就等于给这些孩子一人扣上一顶叛忍的帽子，他们都难逃家破人亡的结局。宇智波优做不到这么残忍，所以他默默地接受了命令，带着虎部队很快转移到久保田突出部。不就是战斗吗？宇智波优自觉也不是什么弱者，胜负尚未可知呢。再说了，就算是遭到影级忍者的攻击，他也有信心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等待援军的支援。就算是战败了，他也能模仿当年2代火影悲壮的那一幕，为虎部队的孩子们断后，然后战死沙场。当然他才不会找死，而是让三轮雅士通过火焰跳跃回到木叶村，在自己的家中对自己施展逆通灵，配合幻术的影响，制造出最惨烈的尸骨无存的牺牲，然后将自己家里的财产打包，从此隐姓埋名浪迹天涯，等到把这一代忍者都熬死了，再悠哉的出来活动。宇智波带土在白绝的帮助下能够成功假死脱身，他宇智波优在三轮雅士的帮助下没有理由做不到。战争就是宇智波优追求最佳的修仙条件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劫难，渡得过去就能走上康庄大道，以后过上资源丰富、小弟无数的幸福生活；过不去就躲进深山老林的无人区中，过上清静但缺失少异的清贫修仙生活，走清心寡欲的修仙道路。仔细检查了久保田山包，根据地形和雾影忍者的特点，宇智波优开始制定防御作战计划。在讨论之前，大家先按照我的草图安排各自的队员去挖排水沟，这些水沟越深越好，越密集越好。宇智波优说道，和雾影忍者战斗，首先就是要重视排水的问题，不能让敌人打着打着把战场环境给改了。明白。安排好挖掘的工作，5名队长和副队长重新集合，围在宇智波优的身边，开始讨论虎部队的战斗计划。为了节省时间，宇智波优直接开口道，我不打算在久保田村死守，这个村子太大了，300名忍者都难以填满，我们虎部队这100号忍者更是无法进行有效的防御，所以我打算在这里打运动进攻战。运动进攻。宇智波优双手一拍说道，这里的地形开阔，面积也足够，被动防御无论如何也填不满，但我们在这里打进攻战斗的话，却有足够的施展空间。4-4制是进攻战术，咱们练了这么久，难道不努力试一试，就在沉闷的防御战中战死吗？优大哥，你说怎么办吧，我们都听你的。对，优大哥是有经验的老资格忍者，我们现在连判断对错都做不到，您就直接说怎么打吧。宇智波优不再客气，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咱们得分兵6个分队分成2部分，一边是5个分队作为主力的进攻部队，另一边是我带领的分队作为辅助，依托久保田村落和敌人周旋。主力进攻部队在山包上来回机动，攻击一切进入反击线的敌人。击溃敌人后，主力要顺势发动攻击，尽可能多的消灭雾影忍者，但要注意绝对不能超过反击截止线的范围，以免中了敌人的埋伏。主力攻击时不要担心背后，一切都交给我。宇智波和斯是队长中最聪明也是最大胆的家伙，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和斯忍不住开口说道，优大哥，这个战术第1次或第2次肯定能成功，但敌人兵力充沛，吃亏后必然采用3面围攻的战术，我们带着主力反击其中一面还好说，可您带着一个分队怎么能顶得住2面攻击呢？宇智波优开玩笑道，哟，看不起我呀？宇智波和斯满心都是对宇智波优的担心，竟然没有听出来这是玩笑，他焦急地解释道，优大哥，我不是这个。宇智波优伸手阻止了和斯的辩解，开口说道，放心吧，我并不是逞强，而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久保田村防御困难，是因为它对于我们虎部队这100多人来说太大了，村落围墙的周长超过2公里，每个人都要负责的防线宽度达到了200米，根本就不可能防御的。但是我换了个思路，我不阻止敌人进入村子，我就在这个村子的复杂环境中和敌人战斗。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情况就发生了逆转？宇智波和斯狠狠地拍了宇智波中道的大腿，无视受害者惊愕愤怒的目光，他兴奋莫名地喊道，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么一来久保田村的大就成了敌人的困难，优大哥，你真是太厉害了。哎呦，疼疼疼！宇智波中道是宇智波和斯最好的朋友，在所有下忍中他是最强壮的，虽然反应慢了点，但绝不是挨打不还手的家伙。他安稳地等到和斯说完话，才把这个好朋友夹在胳肢窝下，然后用2只手握拳，狠狠地挤压和斯的太阳穴，报复他拍自己大腿的行径。他非常的确信宇智波和斯那一巴掌就是故意的，而且故意装作无意，试图蒙混过关。对于2人的打闹，宇智波优一人赏了一个脑瓜崩，训斥道，开军事会议呢，严肃点。你们2个都是。宇智波重信问道，优大哥，既然转换了思路，我们为什么不全力在村子里和雾影忍者周旋，反正就是防御而已。绝对不行。宇智波优否定了重信的想法，并且强调道，大家都要牢牢地记住，
只有胜利才能让我们在战争中存活最多的人，而防御永远不可能获得胜利，所以防御只是辅助进攻的手段。我们是宇智波家族的忍者，还是家族抛出来的弃子？在木叶忍者兵力居于劣势的战局中，不能指望有其他人发动反击来支援我们，我们只能自己拯救自己。就算整体战局上木叶是防御，我们虎部队也必须进攻，不断的进攻，直到最后的胜利。虎部队102名成员，除了宇智波优外，没有一个是能够出现在族会上的角色。作为宇智波家族的底层，他们并没有高层忍者的那种过度的骄傲，也都体验过底层忍者的艰辛和苦楚，对于家族高层的信任度并不高。被家族高层和3代火影联手赶到战场上，居然没有拆散他们编入各个小队，而是任由他们抱团在一起。经过宇智波优的教育，他们都知道这不是好事，而是最坏的情况是他们被当作另类的明正，一群纯粹的宇智波下人，那就是随时可以牺牲的炮灰团，到了关键时刻丢出去战全死了。宇智波的高层不心疼，木叶村的高层更不会心疼，甚至会很开心。如果不是遇到了宇智波优，绝望的死在战争中，将是他们注定的命运。所以宇智波优说，木叶村在烈士时不会组织忍者救援，他们都是100%相信的。宇智波优继续讲述战术的变化细节，包括各种战术变化的信号、沟通方式等等。几位队长很快就全盘理解了战术安排，尽管他们没有能力判断战术是不是正确，但听起来非常有道理，而且是最值得信任的优大哥的战术，就都接受了这个战术安排。其实宇智波优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因为这是战术，很大程度上战术是无所谓对错的，能够影响战术结果的因素太多了，气候、温度、天气、装备、自己的实力、敌人的实力、敌人的想法，随便哪一个都可能导致战斗结果逆转。战术只能因为胜利而正确，只有战略才会因为正确而胜利。宇智波优设计的战术对或者不对，只能等到战斗结束后才能知道。很快，虎部队的忍者就将排水沟挖好了，6纵4横的水沟纵横交错，组成了复杂的排水渠网络。每条水沟都又宽又大，哪怕是鲨鱼脸的干氏家族全都来了，喷出来的水也会被这些沟渠排走，洪水很快就会排泄一空。紧接着，宇智波优又安排了个人掩体的土木工作。他说，如果我们的战术行之有效，经过几次战斗的胜利，敌人就会动用大规模忍术洗地。以雾影忍者的特性看，他们大约会集合上百名水遁忍者，同时使用水遁大爆水冲波，凭空掀起海啸，冲击整个九宝田山包。这时候我们是无法硬顶的，我们需要深深埋藏在地下的掩体来保护自己，但我们宇智波不擅长土遁，只能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总之告诉大家，战前多流汗，战时少流血。鲜血和汗水之间要选择哪个？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宇智波优让他们都回去带领队员继续土木工程，却单独留下了宇智波中道，吩咐道：中道，我有个任务交给你，你去询问每一个队员，看看有没有人带有铜的东西，把所有的铜都收集起来，按照我们训练时的竹哨的样子制作铜哨，务必保证每个队长、小队长、副队长人手一个。是，我这就去。宇智波中道没有问为什么，直接就接受了命令，开始执行任务。在4-4制战术训练的初期，宇智波优就按照3-3制训练大纲，加入了夜战、大雾、雨林等特殊环境的训练内容。在视线不良的情况下，队长、小队长和队员之间的沟通依靠的就是哨子，只要训练的充分，不但传递信息速度更快，还可以避免口头传达容易犯错的问题。而敌人听到哨子声只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在敌人的位置上听到的哨子声是乱七八糟、此起彼伏的，根本不能分辨出其中的节奏和归属。但接下来要和雾影忍者战斗，可以预想到的是，虎部队必然在雾影之术中战斗，还会频繁的被洪水冲击，全身会反复的湿透。这样一来，竹子制作的哨子就会湿透，吹出来的音调和声音都会扭曲变异，很可能造成辨识困难的情况，所以必须换成泡水后不会变音的材质。送走了宇智波中道，宇智波优站在九宝田村中心的最高建筑房顶，用写轮眼默默地看着这些孩子们在山包的各处忙碌，久久不语。这时，三轮雅士悄悄地出现在他的脚边，轻柔地爬上了他的肩膀，温柔地询问道：在想什么呢？哎，在想每一个细节，看看哪里有漏点，哪里有问题，是不是没有发现喵？宇智波优苦笑道：是啊，但忍不住就是胡思乱想，一定有什么是我没有想到的吧？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喵，今天是怎么了喵？以前我都是做好100%周全的跑路准备，有了95%的胜利把握，这才开始进行战斗的，必胜才能战。可现在我没有这样的主导权，缺乏指挥战斗的经验，缺乏和雾影忍者战斗的经验，没有具体雾影忍者的情报，我心里评估下来只有75%的胜利把握，怎么能不担心呢？喵了个咪的，你这家伙喵！三轮雅士一头黑线，难怪之前铲屎官总是畏畏缩缩不愿战斗，尤其是遭遇意外情况，几乎都是立刻撤退。可他一旦战斗，又总能干脆利落的拿下，这也实在是太谨慎了。狸花猫气哼哼的反讽道：那你怎么不准备到100%的胜利把握，再去战斗喵？宇智波优很认真的摇头说道：这是不可能达到的。20%对命运的尊重，敌人也会有强大的胜负心，以及无法忽视的求生欲，说不定就能创造出奇迹。3%是对9乘8师兄的奉献，狗道至尊的尊严不容挑衅。我这区区凡人，如何敢与之比肩？又在胡言乱语喵！啊！宇智波优突然双手一拍，大喊一声：我想到了，果然还是有漏洞啊！他忽地跳下房顶，速度快的让三轮雅士都无法在肩头站稳。他用2只爪子紧紧地抱住铲屎官的脖颈，惊奇地问道：你想到什么漏洞了？水和地形。我让弟弟们挖掘了排水渠，但我忘记了，九宝田这个山包的高度太低了，足足3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落差却只有区区8米，太平缓了。
对于战场来说，这个山包足以遮挡视线，但对于洪水来说，这里和平地区别不大。只要敌人坚持使用水遁4个小时以上，山包周围的积水就会反涌上来，就算是排水渠，短时间内无法排水了。我必须给这庞大的水量找个去处，让雾隐忍者绝望地放弃水遁的去处。三轮雅士傻眼了，雾隐忍者怎么会持续使用4个小时的水遁？他们得在这里遭到怎样的打击，得绝望到何等程度，才会不顾一切地使用这种笨战术，执着地要改变战场环境呢？宇智波鼬并没有在乎道理的想法，毕竟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做到的，未发生的时候概率多少他都不关心。但敌人要是真的下决心执行，雾隐村的忍者是真的能够淹没这个山包。在积水的水面上和雾隐忍者战斗，所有忍村的忍者都要吃亏的。或许单挑他们并不怕，甚至有些善于水遁的忍者还能轻松获胜，但大规模的忍者军团在水上对抗，谁都顶不住雾隐忍者的攻击。如果他宇智波鼬不提前做好准备，到了那一步，虎部队岂不是死路一条？这怎么可以？宇智波鼬顺着排水渠走到山包之下，一直走到排水渠的尽头，发现那里是一片温泉沼泽，咕咕嘟嘟的温泉泉眼有好几处，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水蒸气，散发着浓烈的硫磺味道。很明显，在这里不能打洞，甚至不用仙术探测，宇智波鼬就知道这里是水脉丰沛的位置，在这里打洞只能打出大片的硫磺温泉。从空气中硫磺味道的浓度来看，说不定还有毒呢。换了个方向，继续寻找合适的位置。但汤之国这个名字是非常真实的，这个国家到处都是温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土地平整的国家却严重缺少农田。久保田这个村子才会建造在山包上，山包上的土地居然才是最好的农田，因此聚集成了罕见的大村落，拥有足上万的人口。可惜这都是过去式了，早在之前100个木叶小队进驻的时候，这里的村民就统统被赶走了。为了防止间谍潜伏，也为了防止这些村民死于战斗余波，忍者战斗对平民的影响确实要小一些，但当某个村子不幸成为战场，也不会有谁顾及平民的利益。像木叶忍者这样还好，他们会驱逐村民，但不会胡乱杀人，也不会抢劫平民的财物。其他4个大忍村的忍者也还好，除了雾隐村的一些变态，也不会胡乱杀人，但顺手牵羊之类的事情很普遍。至于草隐村、鱼隐村、汤隐村、月隐村之类的小忍村，他们的忍者就比较恶劣了，抢劫杀人之类的非常普遍。他们为了钱会主动发起袭击，哪怕村子不是战场，也照样抢劫，甚至干出来屠村的事情。战争期间的5大国注意力都在对方身上，没有人维护基本秩序，类似的屠杀事件几乎找不到苦主，最后都只能不了了之。宇智波鼬对此并不喜欢，但只要不发生在他的眼前，也就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他对宇智波家族还有点认同，对木叶村的态度就只是贪图村子的安全、繁荣和资源，对忍界就更没有什么感觉，当然不会有什么感同身受、同理心。现在这个村子已经清空，他只觉得足够庆幸，不用自己面对这种把人从家里赶走的麻烦活。沿着山包的8个方向转了一圈，宇智波鼬笑了，他在西南方向找到了合适的打洞位置。这里不但没有地下水脉，甚至还有一个不小的地下空间，也不知道是溶洞还是火山孔隙。但从自然能量反馈回来的感觉分析，只要打通地表300米的厚度，就能连通到一个不知道多大的地下空间。宇智波鼬呵呵笑了，这里就好，太好了。尽管不知道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是，累死雾隐村的所有忍者也没办法用水遁填满这个地下空间。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我挖开的洞口堵上，那我可要给他们上难度了。宇智波鼬笑嘻嘻地对大地动了手，土灵自然能量澎湃涌出，大地瞬间液化，变得如同镜面一样平滑。他闭着眼睛，全神贯注地通过自然能量感受地下的信息，将液化大地的范围不断向下延伸，直到触及到一片空荡荡的空间。宇智波鼬对液化大地并没有什么控制能力，触及空洞之后，液化的岩石土壤就像瀑布一样汹涌地涌入了地下，很快地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漩涡。等到地面上的圆洞足够大了，宇智波鼬甚至亲自潜入地下，跟随着流淌的岩石向下，一路软化岩石，扩大孔洞的直径，消除转折拐角，将洞穴尽可能地修成笔直的圆柱形。他不断地向下，直到接近600多米时，脚下突然一空，差点掉落下去。原来已经打通了一片巨大的地下空间。这个空间十分奇怪，空间很大，但最高处都不到12米，而且空间结构也不是大厅式的结构，而是由大大小小30多个蜿蜒的洞穴组成。这么多的洞穴却没有任何起伏，凭着呈射线状向远方延伸，不知道有多远。宇智波鼬没有关心这些洞穴具体连接到哪里，他只是嘀咕了一句奇怪的洞穴。确认地下空间足够大，他就开始回头，一点点螺旋上升，沿途不断扩大垂直洞穴的直径。等到宇智波鼬回到地面，他的身后的洞穴已经被扩大成直径超过350米的巨大天坑，这绝对超过了雾隐忍者能够堵塞的极限。但是宇智波给雾隐忍者上难度，怎么能如此的直截了当，让人看一眼就知道得放弃的话，也就算不上多大的难度了。他的嘴角噙着坏坏笑，像小时候给同伴挖陷阱一样，操纵着岩石生长出石笋，石笋相互衔接后向两侧扩张，将巨大的洞口一点点给封住了，最终伪装成了一个碗口形状的洼地。实际上底部是空的，由6根石笋相对支撑，结构一点都称不上坚固。洼地的中心留下一条裂缝，裂缝周围的结构做得尤其单薄，只要蓄水深度到半米就会崩塌，细细的裂缝会变成一个椭圆形的大洞。随着水位继续上升，在蓄水到2米和6米时都会引起新的崩塌，最终将洞口扩大到350米，成为看着就让人绝望的天坑。这可是能够容纳鹰将的航母直接平摔下去的天坑，宇智波鼬完全可以想象，全面垮塌露出全貌后，努力封堵洞穴的雾隐忍者看到天坑究竟会多么的绝望。伪装完毕，宇智波鼬再三检查，确认没有任何破绽后，这才开心的离开了。
回到九宝田村，宇智波信重就找到他，汇报了各方面的进度以及围捕侦查的雾隐忍者结果。宇智波优点点头，确认道：“全都杀掉了。”宇智波信重脸色有点难看，摇头说道：“不是我们杀的，他们都是自杀的。优大哥，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都感觉很吃力，而且最后还不能阻止这些雾隐忍者自杀？不是说血轮眼是最强的血迹限界吗？”宇智波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战斗不仅仅取决于能力，还取决于经验和临战反应。你们都是第一次上战场，战斗经验基本为零，能把这些雾隐忍者全都逼死，已经是你们实力的体现了。”雾隐村号称血雾之里，忍者培训中保留了大量战国时代的传统，培养的过程非常的残酷，培养出来的忍者自然也残忍冷酷。他们不但对敌人残酷，对战友甚至对自己也是一样的冷酷，见势不对杀队友，逃脱无望就自杀，都是下意识的理所当然的行为。所以抓不住雾隐忍者的活口很正常，只要把他们都干掉，不放跑一个就足够了。是，我明白了，优大哥。加紧工作，争取今天晚上把所有的活都做完，早点休息。宇智波优说道：“今天能够逮到7名雾隐忍者，这个密度说明他们的主力靠得足够近了，最多也就是1天时间，我们就要面对真正的敌人了。我们不怕，我害怕。”宇智波优的声音很大，吓得宇智波重信浑身都是一抖，赶紧站得直直的。我害怕你们无谓的战死，害怕因为疏忽导致的失败，害怕回到村子还给你们家人的是尸体，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宇智波优伸出双手夹住宇智波信重的脸，认真的说道：“告诉所有人都给我认真起来，不能骄傲，不能轻敌，更不能胆怯和畏惧敌人，明白了吗？”宇智波信重被宇智波优的情绪感染，突然就觉得自己和战争之间的那层不真实的隔膜被捅破了，他的心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但又没有过分的紧张。他态度严正的肃立，向宇智波优保证道：“我这就去告诉所有人，让大家都认真起来。去吧。”宇智波优看着信重离开，嘴角挂上了一丝微笑。很好，幻术又有了些许进步。人与人的悲喜总是不相通的，他宇智波优对战争的感受又怎么可能传递给信重弟弟呢？当然是幻术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借助两人之前的信任关系，以及之前的各种暗示种子，通过日益精深的幻术，宇智波优借助幻术成功的将自己的心态映射到了宇智波信重的心灵之中。而这还是一个幻术的种子，它是具有传播性质的，至少在虎部队的范围内是可以通过眼睛进行相互的传递，而且是反复的传递，彼此交叉加强，形成最适合战争新手的心态。宇智波优最后一项战争准备做好了，他心中的胜利把握增加到了 85%， 剩下的只能在战场上争取了。作为指挥官，他终究是未能做到确定胜利后再开启战斗，甚为遗憾。九宝田村距离海岸不到80公里，之所以到现在雾隐忍者还没有到达，是因为这里的海岸线地形复杂，暗礁林立，不利于雾隐的舰队靠近。雾隐舰队选择的登陆点在北方的一处海滩，距离这里大约350公里左右的一片海滩，不但没有礁石，海沙还厚实到足以建造栈道，从船上直接运输物资。但不是大规模行动时，雾隐忍者就不需要受后勤的拖累，他们可以从任何地方登陆。正因为如此，尽管云隐和木叶半联合作战2个月，也没有能够在整个汤之国清除雾隐忍者，他们就像是小强一样，怎么杀都杀不光。随着木叶忍军集结起来应对雾隐忍军的进攻，雾隐忍者的渗透和侦查变得更加活跃，汤之国任何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虎部队到九宝田村的时候，就被渗透进来的雾隐忍者发现，宇智波们做大规模战争准备的情报很快传递到了雾隐忍者高层手上。现在大蛇丸设置的第1道防线的情报都已经被雾隐忍者获取，他们自然能够看得出来，九宝田这个山包就是此次战役的关键，甚至可能决定汤之国的归属。如果在1天内抵达，半天之内占领九宝田村之后，就可以势如破竹地打垮大蛇丸，直接占领汤泉城这座火之国和汤之国边境的要地。鬼灯朔月再次点了点汤泉城，说道：“拿下了这里，留下少数忍者就能顶住木叶忍者的反扑，我们就能回头对付云隐村。但最好的情况是，云隐村看到木叶村的惨败，和我们表面搞轻微的摩擦，实际却暗戳戳的攻击木叶忍者，偷偷的占火之国的便宜。”辉夜恋哈哈大笑，他说道：“这个大蛇丸是怎么想的？竟然在今天调整关键位置的兵力，而且是从300人减少到100人，这条臭蛇难道放弃第一线了？也不无可能，毕竟木叶忍者数量不多，他们又调走2000多去防备云隐，差距就更大了。尽量向后撤退，可以缩短和火之国的距离，更容易得到木叶的援兵和物资。所以我们要尽快动手，在木叶村的支援到达之前，一举拿下整个汤之国。既然如此，就让我来打头阵吧。”辉夜恋兴奋地说道：“这么关键的点，就应该是辉夜家族的硬骨头来攻克。”不等鬼灯朔月开口，血之一族的灵就冷冷地开口道：“辉夜家族果然了不起，连100人的地方都要冲上去打，是不是等到汤泉城面对大蛇丸的时候，反而不敢上了？”“你说什么？”“我说你欺软怕硬啊！混蛋娘娘腔，我现在就杀了你！”“呵，愚蠢，这就是窝里横。”辉夜恋气得火冒三丈，但他还真不敢对灵动手，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而是此人是血之一族仅次于3代水影的冰遁忍者，掌握着冰晶魔镜等忍术，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家伙。鬼灯朔月并不生气，恰恰相反，他很感激灵主动接下辉夜恋的怒火，这就让他有了转圜的冗余。好了，这只是对木叶村的第一战，就让其他人上吧。鬼灯朔月给辉夜恋递上了台阶，哪有战争开始就打出王牌的道理？现在用掉饿了，后面遇到真正的强敌怎么办？他指了指一众不敢插嘴的小忍族的代表，戏谑地反问道：“难道让他们去挑战3忍之首的大蛇丸？”辉夜恋因为血迹献祭的关系，性格冲动易怒，但总算是还知道好歹，
得到了鬼灯朔月的梯子，也就坡下驴的说道：“好，这次听你们的，下次遇到大蛇丸，他只能是我的猎物。”林美目流转，不屑地说道：“行，只要你能打得过大蛇丸，我就不跟你争。”三巨头的关系缓和，指挥室内的气氛立刻轻松起来。不多时，忍者们甚至有说有笑的开始享用晚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海上遭遇神秘人物的阴影渐渐淡化，而且雾隐忍军从登陆到现在，战争的进展非常顺利，并且看到了阶段性胜利的曙光，这让所有人的心情都很好。但这份好心情到了晚上就彻底消失了。三代水影遇袭，身受重伤，水影直属的暗部战死6名，水影大楼破损，37名忍者战死。辉夜恋问道：“谁干的？干掉没有？”报信的忍者回答道：“不知道，我们没有抓住敌人，所有见过敌人的忍者不是当场战死，就是失忆了。”震惊的鬼灯朔月好不容易缓过来，他立刻挥手招来2个忍者，指着报信的忍者命令道：“把他关起来，在战役结束前，谁也不能拿见他。”然后他看向其他所有的上人，阴沉着脸，杀气腾腾地问道：“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封口令吧？”“我们明白。”“您放心，为了忍军的士气，我们绝对不会乱说的。”林开口说道：“我们必须尽快结束这场战役，就算是再怎么封锁，情报也会慢慢泄露出去的。到时候士气下跌，仗就不好打了。之前说明天到了就用200人攻击九宝田村，为了保险，我建议加到300人，保证一口气攻下。”鬼灯朔月点头赞同道：“你说的有道理，就这么做。”辉夜恋提议道：“那么要不要现在就派出忍者，说不定能够打木叶忍者们个措手不及。”鬼灯朔月立刻摇头：“绝对不行。下面的忍者小队知道明天要发起攻击，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派遣了多少人，所以加派人手在他们看来是什么变化都没有。只有改时间的操作会让他们发觉我们改变了计划，不能让他们知道。”辉夜恋闷闷地说道：“我知道了。雾隐村的血雾之力政策不但培养出了格外残忍的雾隐忍者，而且培养出了格外喜欢下课上的雾隐忍者。就像孟子对齐宣王所说的：‘君之事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心；君之事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事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只要把君改为村，就完美的契合雾隐村的状况。当雾隐村把雾隐忍者不当人，平时残酷压榨，战时的随意消耗，雾隐忍者对于雾隐村自然充满仇恨。当雾隐村局面稳定的时候，高级忍者可以镇压底层的不满，但当局面动荡不安的时候，底层的忍者就会趁机反抗。尽管他们打不过高级忍者，但他们会趁机逃跑，成为自由自在的浪人，一样能让雾隐村的局面崩溃。凌晨时分，宇智波鼬早早的醒来，站在九宝田的最高处，和三轮雅士一起吞吐紫气，然后观看日出。等到虎部队的宇智波们都起来活动的时候，雾隐忍者的先头部队也已经抵达，都不用看到人，只要看到那滚滚而来的浓雾，就知道战斗即将开始。宇智波鼬突然惊疑说道：“不对劲，雾隐忍者的数量不对，居然超过了300人，而且忍者的质量也不一般啊！”宇智波信众听到这个人数，不由得做了几次深呼吸，这才问道：“鼬大哥，敌情变化了，我们要做改变吗？”“不改，我们讨论的方案中包含这个数量，就按照既定的方案执行。”“我明白了，我这就去传达命令。”很快，5个分队共85名忍者在队长的带领下，向着东北方向的浓雾冲了过去。小队的4名忍者组成极为松散的菱形的阵型，忍者之间的间距稳定在10米以上，保证 C 级的忍术不会同时覆盖2个忍者。分队的4个小队在更大的空间上也组成了菱形，小队间的距离保持在30到40米，确保 B 级忍术不能同时覆盖2个小队。当然，忍术等级描述的是学习难度，在这里只是借用，方便宇智波下忍理解4-4制的战术原则。虎部队的队形看起来稀拉拉的，一点都不威风。躲在雾隐之树的浓雾中，通过秘术观察到的雾隐忍者甚至忍不住笑了起来。哈哈，我还担心木叶忍者从300人换成100人，都换成了精锐中的精锐，结果却是一群菜鸟，居然一个中忍都没有，全是下忍，还有一大半的小孩。你看，你看，那个脸白的跟纸一样的小孩，他手里拿的是什么玩意？有雾隐忍者绞尽脑汁的回忆，终于想到了一个早已淘汰的名词，这好像是短矛。确实是短矛，这不是武士们曾经用过的武器吗？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看来这一仗很简单就能拿下。好了，都把嘴闭上，秘术也都关掉，我们要开始杀戮了。说得对，杀死他们！雾隐忍者并没有认出来这是宇智波家族的忍者，因为虎部队的下忍都特意遮挡了族徽，否则雾隐忍者绝不会如此轻松大意。虽说雾隐忍者最能限制宇智波忍者的实力，但宇智波的强是全方位的，他们的查克拉只比千手和漩涡家族少，他们的火盾威力极大，手里剑花哨又精准，反应速度极快。就算是在雾隐之树中战斗，能够打得过宇智波忍者的雾隐忍者也不多，每干掉一个宇智波，雾隐这边就得付出几条甚至10几条人命。要是雾隐忍者看到了那个球拍族徽，他们绝对不会掉以轻心，而是会胆战心惊的打起12分精神。虎部队是宇智波鼬的部队，以他的作风，当然不会让部下第一时间暴露信息，先打一轮占点出其不意的便宜，然后再亮明身份威慑敌人，这样才是最大化的利用了宇智波家族的身份。虎部队冲入了浓雾中，雾隐忍者开始了例行的心理恐吓：你们能够看得见什么？什么都看不见，不好受吧？可我能够看到一切，看到你身体上的每一个致命弱点，头颅、喉骨、脊椎、心脏，你们能躲开我的攻击吗？就算是躲开了，又能躲避几次呢？浓雾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话语中描绘着一个个致命的要害，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死亡。这是雾隐忍者最经典的战术。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中，视力被剥夺后，人的脑子就特别活跃，被雾隐忍者的话语引导，很容易陷入不寒而栗、心头发冷的状态，严重降低反应速度。然后雾隐忍者就可以趁机偷袭，获得胜利。这也是种相当无赖的战术，刻意将敌人拉入自己最熟悉的环境中，然后凭借自己充分的雾中战斗经验，击败强大的敌人，跟猪一样。但这次情况大不一样，雾隐忍者阴恻恻的话才刚开始，就被尖利的哨子声冲击得七零八落。啾啾啾啾，咻咻咻咻，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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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三种声音略有不同的哨子，以种种不同的节奏和音调，密集地交流着各种信息。5个分队队长、20个小队长、20名副队长都在吹响铜哨，他们就像是在聊天一样的，一刻不停地吹哨，吵得雾隐忍者头疼欲裂。最要命的是，雾隐忍者如果不使用秘术，他们也无法在浓雾中视物，他们搜索敌人依靠的也是听觉。在遭到虎部队的哨音骚扰后，雾隐忍者茫然了，他们这才发现吵杂浓雾环境竟然如此恐怖，他们无法确定敌人的位置，等于自己同样迷失在浓雾中了。现在是两伙瞎子在摸黑打架，但雾隐忍者的话语沟通被干扰，而虎部队的铜哨沟通频率超高，等于是所有队员都把彼此作为了自己的手脚，探索的效率自然是高得多。忍者之间的战斗拼的就是情报，而忍者队伍之间的战斗，信息交流的差距是最致命的差距。雾隐忍者和宇智波忍者摸瞎乎，很快就有了初步的接触。激烈的短促交手后，没有拼死之心的双方迅速分开。雾隐忍者想的是再找机会重新袭击一次，但虎部队的宇智波则是求助，他大声地报出敌人退走的方向和速度等数据，整个小队根据他的位置和数据对敌人的位置进行概率攻击。宇智波家族是很有钱的，而且通过猫城堡把持着地下军火市场，就算是底层宇智波忍者也不缺装备。手里剑苦无暴雨般的发射了过去，击中目标的概率很大，命中后就算不是致命的位置，也引起了雾隐忍者的痛哼。位置暴露后，各小队的第4人，也就是手持短矛的忍者投出了他们的武器。雾隐忍者特别擅长浓雾中的战斗，当自己因为手上发出声音后，想都不想就进行最快的闪避，避免遭到更多的攻击。但他们随后就发现自己预料中的密集破风声并没有爆发，反而响起了沉闷的声音，是一件又大又重的武器被投掷了出来，而且这件武器的落点明显不对，距离自己起码有数米的距离。雾隐忍者嘲讽的冷笑，心想果然是菜鸟，要是换成雾隐忍者，自己就死定了。他并不知道短矛被投掷出来后，小队的队长吹出了3声急促音，整个小队都趴了下去。当短矛触地的瞬间，矛杆内的起爆符被引爆了，整整5张起爆符同时被引爆，自以为逃出升天的雾隐忍者瞬间化成一堆碎肉。从这一轮爆炸声响起，浓雾中的战斗进入了高潮，却是虎部队的宇智波们单方面的杀戮高潮。他们按照被幻术辅助刻入骨髓的战术，机械性的运转菱形阵型，将遇到的每一个雾隐忍者炸成一团团血雾。雾隐之术制造的浓雾甚至被渲染成了淡淡的粉色，血腥味弥散开来，让久保田村东北方向战场上所有人都感到了彻骨的冰寒。雾隐忍者慌了手脚，茫然不知所措。宇智波们脑袋嗡嗡的，但队长们能够麻木地按照训练结果运转分队，小队队长和队员们同样麻木地按照命令执行，这样机械性的运行依然制造了极为高效的杀戮。这个方向的34个雾隐小队仅仅战斗了6分钟，死亡的雾隐忍者就超过了60人，接近60%的战损让持续维持的雾隐之术崩溃，散开后的视野让雾隐忍者看到了己方的损失，瞬间士气归零，残存的42名雾隐忍者毫不犹豫地逃跑了。按照计划，虎部队主力展开了追击，清爽的视野让他们恢复了兴奋，队长、小队长、副队长们纷纷开启了血轮眼，然后手里剑和苦无精准的扫荡逃亡的忍者。不得不说，得到了血轮眼的加持，虎部队得到了手势的辅助，4-4战术运转的更加流畅，收割生命的效率更高。宇智波信众追击到停止线时，残余的雾隐忍者已经几乎被杀光，只有一名速度极快的忍者远远地逃开了。这家伙不仅仅是速度快，而且的实力也明显强出其他人一大截，很有可能是位上人。面对上百名部下几分钟内就被屠杀一空的现实，这位上人已经彻底吓破了胆，头也不回的逃跑，甚至连忍具包都丢了也顾不上。宇智波信众看了看已经跑远的小黑点，遗憾地叹了口气，终究是自己这些人的实力太弱，不能留下这个上人。要是能够以下忍的位阶围杀雾隐村上人，虎部队的名头绝对会一飞冲天。但既然到了停止线，信众和其他4个分队队长都不敢继续追击，按照宇智波优的命令回头冲向了久保田村西北方向的浓雾。进入浓雾前，每个分队在队长指挥下，第4小队履行了支援队的责任，为其他3队补充了消耗的武器，战斗力全面恢复。第2次进入浓雾，虎部队的心态已经完全不同，之前被宇智波优映射的心态已经破碎，被真正的战斗经历冲击的粉碎，更替为自信满满的强者心态。我们85个人在敌人的主场环境中，仅仅用了10分钟就干掉了上百忍者，只跑掉了一个疑似上忍的高手。最重要的是，只有3个人受了擦伤，还都是战斗中摔倒所致，一个重伤都没有，一个都没有。0比100多，这可是连战损比都没法计算的零伤亡。什么叫做横扫战场？我们刚刚干的就是。什么是最强忍者部队？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110几个下人组成队伍，连上忍都打得丢掉忍具包逃跑了。要是这样都不自信，岂不是很奇怪？战斗进行非常顺利。此时宇智波优带领的第6分队还没有和敌人接战，他并不拘泥于事先的安排，带着部下从另一个角度冲进了浓雾。现在不需要以防御的方式拖住第3个方向的敌人了。久保田村雾隐忍者想要尽管去占领，等到虎部队将西北方向的敌人击溃杀光，回头再收拾他们就是。
从容自信的虎部队能够更好地执行既定战术，在浓雾中尖锐的铜哨声此起彼伏，缴获的雾隐忍者无所适从，雾隐忍者也无法沟通自己的队友，只能以个人的力量和虎部队的小队对抗。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4名宇智波忍者的实力，还有宇智波家族财力支撑的装备优势，以及17人的分队组织力。从未见过这种阵仗的雾隐忍者被打得晕头转向。第二波战斗只进行了4分钟，雾隐之术就维持不下去了。随后就是士气崩溃、全员逃跑、惨遭追杀这一套流程。这一波的雾隐忍者中也有位实力超强的忍者，但他就没有之前那一位幸运被虎部队的阵型困住。宇智波优充满忍者精神的从背后偷袭了他，轻易的就将他打成了残废。宇智波优考虑到自己的战术没有稳固的阵地，不适合收容俘虏，于是他特意留给这名雾隐上忍一条手臂，任由他自裁。等到上忍死透了，宇智波优才通过摸尸确认了他的身份。宇智波优翻来覆去的看他搜捡到的忍者证件，询问道：“雾隐上忍神谷西上，你们有人知道这个人吗？”虎部队的下忍们连连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宇智波优的询问算是白费劲，一帮首次上战场的下忍只会关注自己的忍术和战术训练，哪有冗余去了解敌人的情报？事实上，除了参谋人员，没有忍者会特意了解敌人所有的上忍，因为上忍并不是安全的等级。据说在第2次忍界战争中，上忍的平均存活时间只有106天，刚刚超过3个月。也许你辛辛苦苦记忆了一群敌人的详细资料，结果一场战役下来，可能一个活人都没有了，努力全都白费了。绝大多数的忍者只会深入了解最厉害的几位上忍，为的是避免自己意外遭遇强敌时，因为不知道敌人强而白送了性命。既然不知道这个上忍是谁，宇智波优也就不强求了。他耸耸肩，无所谓的说道：“那就把尸体收起来。不管怎么样，他都是雾隐村的正牌上忍，是我们虎部队的战绩。击杀上忍是可以算成单独的任务，并且折算成奖金。”接着，宇智波优指向已经被浓雾笼罩的久保田村，说道：“还剩下最后一股敌人，冲上去，消灭他们！”杀！然后虎部队的忍者们纷纷看向了各自分队的支援小队，眼巴巴的期待能够分到一根爆破短矛，好让自己也过一把瘾。冲进久保田村中和雾隐忍者贴脸厮杀，当然不可能。村落中建筑密集，无论是信息获取和穿戴，还是4-4战术的队形展开，都会受到极大的干扰。虎部队中只有宇智波优能够凭借筑基突破带来的敏锐五感，才能掌握足够大范围的信息，再加上心灵暗示塑造的默契，他带领的分队能够如鱼得水的在村落中战斗，否则他也不会坚持将兵力分配得如此极端。敌人进入久保田村后，施展的雾隐之术也笼罩在村落上，这种混合了查克拉的浓雾，强了信息隔断，连宇智波优都觉得感知困难。久保田村是最适合以弱敌强的战场，现在的情况显然是虎部队更强大，冲进去岂不是自我削弱？宇智波优教授的战术体系源自于兔子，地表最强轻步兵面对村落攻坚战时，绝不会死板的摆开队形冲进去，而是接近后轰轰轰。而且宇智波优是什么样的人，久保田村是他防御的阵地，既然他放心的带着防御部队离开了，又怎么可能会不留下点什么呢？随着一声令下，45支爆破短矛投进了村落，炸毁了一栋栋建筑。但这只是小意思，45支短矛中有20支集中攻击了一座普普通通却立着一根高高的竹竿的房子，引爆房屋地板下面的起爆符。火盾查克拉顺着专用的引导索传递开来，引爆了串联的所有起爆符，大规模的爆炸此起彼伏，在久保田村中制造了大量的废墟。雾隐忍者从未遭遇过如此阔绰的敌人，昂贵的起爆符埋到地下当地雷用，这种拿钱砸人的乾坤一致太出人意料了，他们顿时被炸了个人仰马翻。除了宇智波优这个火力不足恐惧症患者，哪有忍者舍得对100多忍者用1400张起爆符去攻击的？其实雾隐忍者损失并不大，这里毕竟是个万人的大村子，搜索敌人的雾隐忍者也比较分散，直接被爆炸覆盖的忍者并不多。只是这一轮的爆炸实在太壮观了，前所未有的大爆炸吓坏了雾隐忍者。雾隐村隔绝在海外，在之前2次战争中掌握着绝对的海上机动优势，想打就打，想走就走，雾隐忍者占尽了便宜。但巨大的优势也导致雾隐村没有打过硬仗，没有经历过最艰难的大规模对抗。雾隐忍者对于发生在大陆上的大规模战争缺乏必要的认知，雾隐忍者熟悉的战斗模式还是个人之间的厮杀，从未想象过会遭遇如此密集的爆破。爆炸的暴风驱散了厚厚的浓雾，但更加厚重的烟尘覆盖了整个村子，阳光被烟尘彻底的遮挡。身处村落的雾隐忍者陷入了黑暗中，只能看到房屋燃烧时产生的红色光芒，摇曳晃荡的火光就像是地狱火。他们的耳膜被爆炸声浪撕裂，几乎什么也听不见，却又有难以理解嗡鸣声不绝于耳。雾隐忍者觉得自己已经身处地狱了。没有打硬仗的经验，4分5裂的雾隐村权力结构，过度残酷的血雾治理政策，这一切都导致雾隐忍者在韧性上有很大的欠缺。在宇智波优指挥虎部队进行第2轮爆破时，他们崩溃了。这部分雾隐忍者离开村落，他们呈现出极端的混乱，既没有梯度掩护，也没有雾隐之术掩护的溃退。宇智波优立刻判断出这是雾隐忍者在逃命，于是立刻命令虎部队展开追击，尽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他自己更是一马当先，冲向了雾隐忍者，目标正是混在人群中的雾隐上人。那是一个狡猾的家伙，看起来连滚带爬，衣衫褴褛，狼狈不堪，但他身体中的查克拉却是稳定的高涨，甚至是稳定在沸腾的边缘，随时都能爆发出致命的忍术。很显然，宇智波优盯上的雾隐上人相当狡猾，或许他的战术指挥能力一般，但在战斗方面绝对是个老手，能够熟练地压抑自己的查克拉，控制着忍术准备的节奏，随时随刻都能给攻击者迎头一击。但宇智波优自然不同于一般忍者，以他的实力拿下雾隐上人毫无问题。
有问题的是，这次战斗将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虎部队上百名宇智波忍者的眼前。也就是说，这次战斗过后，他宇智波优可以公开的战斗模式将会确定下来，成为宇智波优公开身份的一部分。宇智波优有些迟疑，他现在掌握的力量有点多，实在是不好确定自己要使用哪些力量才能表现得足够强大，却又不太过分。血轮眼、火遁、幻术，再加上体术就行了吧。随着宇智波优的急速靠近，雾影上忍将他锁定为自己的攻击目标。就在两人相距仅有8米的时候，他突然转身，激发了准备很久的忍术水遁、水莲弹。查克拉聚集在雾影上忍手中，双手间连续发射出犹如炮弹般的水弹，扫射宇智波优。雾影上忍的水平很高，并不是追着宇智波优攻击，而是以他为中心均匀的发射，让水炮弹覆盖了宇智波优所有的闪避空间。眼看宇智波优被密集的水炮弹覆盖，猛烈的攻击打穿了他的中忍马甲，洞穿了他的肉体，带出一蓬刺眼的鲜血。雾影忍者看到鲜血，顿时知道不好，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但却被一根手指顶在了脑门上，然后他就被这根手指戳得倒转了个跟头。从手指上传来的力量大得不可思议，雾影上忍完全无法抵抗，头部遭受的猛烈冲击差点折断了他的颈骨，强烈的脑震荡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呕吐感。宇智波优一指头点倒了雾影上忍，冷笑道：“你这家伙以为自己准备的忍术很隐秘吗？真是可笑，在我这双眼睛面前，谁都不可能耍花样。”雾影上忍便明白自己的忍术攻击打的是幻术制造的假象，敌人的体术更加可怕，他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他明白自己遭遇了远比自己厉害的敌人，自己不可能逃回去了。既然如此，他也就不再隐藏自己，翻身站起，想要说什么，却看到了一片红彤彤的眼睛，他惊呆了。血轮眼，这么多血轮眼，你们是宇智波？下一瞬间，他就注意到了宇智波优双眼中的三勾玉，顿时被吓得魂飞天外。三勾玉血轮眼竟然是宇智波家族的上人！等等，雾影上忍颤抖着手指向宇智波优：“你为什么穿着中忍的马甲？你们为什么没有宇智波家族的徽章？当然是为了骗你这样的笨蛋冲过来。”宇智波优冷笑着说道：“我们要是事先亮出宇智波的族徽，你还会冲击得这么凶猛，直接闯入九宝田村吗？”电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不用回答，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答案。如果他知道这里的敌人是宇智波忍者，他当然不会直接冲进九宝田村，他只会立刻转向和最近的一队忍者会合，形成更大的战斗集团后，直接掉头返回。只要能够将这些宇智波的情报带回去，他应该就不会受到处罚。指挥官们反而会觉得他稳重，给他配属足够多的忍者，集结至少500名忍者，再对宇智波发起攻击。此时血轮眼的名声极大，和宇智波家族灭族后的情况全然不同。此时宇智波这个姓氏代表的是忍界第一忍族，威慑力是非常可充足，以至于宇智波优不得不下达命令，要求虎部队隐藏宇智波族徽，战斗前也不得提前开启血轮眼。只有这样，才能引来不太多的敌人，给战争出哥们争取一次轻松实践的机会。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雾影忍者出动的兵力是宇智波优预期的2倍，但依然比对抗宇智波忍者至少集结5倍兵力要少。雾影忍者看到宇智波优洋洋得意的脸，心中怒火中烧，他再次提起查克拉，决定就是死也要死在进攻的时候。秉持着必死之心，雾影上忍决然地引爆了体内的查克拉，以经脉断裂、彻底失去查克拉和生命为代价，换取了一次施展无印忍术的机会。但他的速度还是太慢了，虽然他不用结印了，但查克拉的聚集和运行同样需要时间。对于宇智波优的三勾玉血轮眼来说，一切都不过是慢动作。他甚至根据查克拉的聚集方式，抢先判断出这是水遁、水铁炮之术，一种正常状态需要水化秘术为前提的攻击忍术，特别善于破甲和穿透，杀伤力极大。提前看穿，模拟运转，后发先至，这就是三勾玉血轮眼的复制眼能力。不过宇智波优不会使用水遁忍术，因此不会像奇木卡卡西那样玩一手忍术同部队轰的把戏。他使用的是自己随意开发的忍术，纯粹的火遁查克拉构建出来的火遁忍术结构，被他牢牢地束缚在拳头上，形成了一对火焰拳头。在雾影忍者忍术激发前，在他手指举起来摆出手枪手势之前，宇智波优狠狠的一拳已经抢先打出。雾影忍者只觉得热浪翻滚，视线中的一切都在扭曲，滚烫的赤红的拳头如同火流星直冲他的面门。雾影忍者本能的就想要躲避，但此时他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身体竟然不能动了。他马上猜到这是某种幻术，就在刚刚对视的瞬间，自己看到那双三勾玉血轮眼的时候中了敌人的幻术。雾影上忍觉得自己很冤，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的战斗，他当然会对宇智波家族的忍者加倍防备，绝对不会给敌人任何对视的机会。是忍者就知道，战斗中不看对方的眼睛很困难，以躲避对方眼神为前提的战斗更难，但都没有被三勾玉血轮眼看得对眼来的危险。这是从战国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常识，是无数生命和尸骨堆积出来的真理。但眼前这群木叶忍者一个宇智波族徽都没有，谁能想到骄傲的宇智波家族忍者居然会不要脸的隐藏身份？再加上自己和部下攻占村庄后，却遭到了一群下忍装束的木叶忍者乾坤一掷，士气崩溃，不得不逃出村庄，被敌人追杀了个七零八落。震惊到了极点的电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敌人是宇智波，因此也就没有想到那个要命的忍者禁条。和宇智波忍者战斗，绝对不能看到他们的血轮眼。破解宇智波三勾玉血轮眼的办法就是两人合作，一人作为诱饵，另一人趁机从背后攻击。和宇智波忍者作战，小心！雾影忍者回想着和宇智波忍者有关的禁条，无奈地闭上了眼睛，绝望地等待死亡的降临。宇智波优没有因为敌人闭眼就放过他，火焰拳头狠狠地打在了雾影上忍殿的胸口，一个拳印深深地嵌入他的身体中。仅仅1秒钟，宇智波优在敌人身上打了9拳，攻击如此的密集，
骨骼碎裂和肉体重击的声音连成一片，留下9个深入近10厘米的拳印。电在这一瞬间就丧失了意识，硬生生被打得昏迷了过去。但紧接着发自身体深处的灼热感和剧痛，又将他的意识拉了回来。9个拳印发光了，电的眼睛、耳朵、嘴巴也都发光了，就像好他的体内有一座点燃的炼钢熔炉，淡淡的红光、惊人热量和淡淡的白烟从他身体上所有的孔洞中散发出来。雾影上忍殿再也无力挣扎，他痛苦地跪倒在地，试图仰天惨叫，却从嘴巴里喷射出金色净白的火焰。接着他的皮肤寸寸皲裂，金色的火焰从裂缝中喷射出来，无力挣扎的身体被火焰烧得扭曲，越来越多的火焰从内到外冒出来，就像一座篝火一样。金色净白的火焰具有惊人的温度，所有的忍者只能远远地绕开。地面上的草迅速被火焰烤干，随即点燃。隔着热气蒸腾扭曲光线的空气，隔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人们看到了那具身体一点点被焚化成灰烬。果然，那不是熔炉，是焚化炉啊！宇智波鼬无奈地看了看拳头，知道了这个术的名字——火遁焚化之拳。逃跑的雾影忍者中，上忍殿是第一个死掉的，其他的雾影忍者也只是多活了一会，也许就是3分钟的样子。虎部队全歼了这次攻击的雾影忍者，没有俘虏。久保田村第一次战斗结束大约10分钟后，正在讨论下一阶段攻击计划的雾影村高层炸锅了。第一个逃跑成功的上忍带回来了噩耗，攻击的忍者全军覆没了。怎么可能？我们300精锐怎么会被100下忍全灭的？辉夜恋瞪大眼睛地看着眼前的上忍，怒吼道：“攻击久保田村的忍者就只有你一个人活下来，说是不是你背叛了？”面对雾影忍军3巨头之一的怒吼，上忍依然冷静地回答道：“所有忍者都死了，我是躲在远处亲眼看到的，而且我没有叛变。”上忍看向了辉夜恋，针锋相对地说道：“至少现在还没有。”辉夜恋顿时暴跳如雷：“我 CB！” 辉夜恋大声骂了起来，简单的污言秽语反反复复的输出，但他并没有真的冲上去打人，因为他也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真的不能搞乱了。久保田村攻击失败，这对雾影忍军的整个作战计划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实整条战线上共有40几个攻击点，攻击失败的自然不只是久保田，但那些点失败都无关紧要。只要相邻点被攻占，同样可以撕裂木叶村的防线，守住自己防区的木叶忍者不向后撤退的话，就会遭到雾影忍者的包围。只有久保田不同，那个仅仅几米高的山包却画出了一个足够大的战场范围，因此具备了独立坚持下去的基本条件。这个山包不能攻克的话，雾影忍者的补给运输就得远远绕开，继续向前进攻的时候，风险会无限的放大。丸只要还有脑子，就会抽出兵力进入这个山包，加强反击的力量，对雾影忍军的后方进行持续的破坏和骚扰。雾影忍军必须抽调更多的忍者围堵，力量会越来越多的被牵制在这个山包周围，前线的攻击力量就会持续削弱，直到再也无力拿下汤泉城。如果久保田村真的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顶住，这个位于防线中段的山包能够发挥出大半条防线的作用。所以雾影忍军必须立刻拿出足够的力量，尽快攻克这个关键点。但这也是鬼灯朔月最头疼的问题，让谁去？雾影村的政治结构相当落后，忍族的独立性远远高于木叶村，除了水影忍者学校和水影暗部这3块，就是个忍族联盟，水影则是联盟的盟主。这样的政治结构延伸到雾影忍军中，就是部队的组成同样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甚至每个小队的成员也全都是一个家族的忍者，最多还有附属于家族的小忍族忍者。如果一支忍者部队全军覆没，就等于这个忍族彻底完蛋，用不了几天就会从雾影村除名。而久保田村的木叶忍军如此凶狠，以1敌3，竟然能够全灭3倍的雾影忍者，试问哪个雾影忍族愿意将自己的家底拿出来和这样凶恶的敌人拼命呢？鬼灯朔月询问了几乎所有人，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他摇了摇头，无奈地说道：“看来只能平均抽调人手了，每家出一个小队，凑足500人。”不行！唯一幸存的忍者打断了鬼灯朔月的话，然后认认真真地说道：“这样凑起来的忍军，就算是1000人，也不可能打得过那伙木叶忍者。”指挥部里的忍者被他的话惊呆了，纷纷开口质问他：“造！你在胡说什么？5比1的兵力都不能打赢，忍界哪有这样强悍的忍军？难道那些木叶忍者都是上忍？”上忍造摇摇头说道：“他们穿的都是下忍的服饰，虽然实力很强，但其中最多有一部分是中忍，至于上忍应该是有的，但肯定不多。那你在担心什么？说到底，他们只有100人。哦，不对，这场战斗过后肯定会有损失的，人数应该不到。没有损失？我是说敌人没有损失。上忍殿战死的时候，我就在远处清点了参加战斗的木叶忍者的数量，102个人，一个都不少。”林皱起了弯弯的柳叶眉，苦恼地说道：“零伤亡，这下可糟糕了。”辉夜恋也不再咆哮了，阴沉着脸坐了下来，看了看其他2个指挥官，说道：“看来只能是我们3个的部队上了。”鬼灯朔月点头，叹息道：“哎，只能是我们了，也只有我们3家有足够的底气，能够承受几次失败的风险。”林开口问道：“那么谁第一个上？”他的问题没有指向，但他的眼睛却紧紧地盯着辉夜恋，很明显是在问这个暴躁的家伙：“你天天说要打这个，要打那个，嚷嚷着只有最硬的敌人才配得上辉夜家族，现在硬骨头出现了，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呢？”辉夜恋不愧是战斗疯子辉夜家族的人，他哈哈大笑着站了起来，指着人群中的一个辉夜族人说道：“海野，你去吧，让忍界见识一下辉夜家族的力量，让所有人知道，我们辉夜才是忍界第一忍族，尸骨脉才是忍界最强血迹献界。”这个装扮最标准的辉夜忍者向前一步，轻轻地回答道：“是。”他的声音平淡，但泛绿色的眼瞳中却闪烁着近乎疯狂的战意。所有和他对视的忍者难免心头一跳。疯狂、好战、
强大，这就是辉夜一族忍者最大的特点，甚至比他们统一的古老装扮更有代表性。辉夜家族的部队承担攻击任务，雾银忍者全都放心了。就在辉夜海也转身准备离开，其他雾银忍者准备继续讨论下一阶段计划的调整时，上忍造突然开口问道：“辉夜一族准备派出多少忍者？其中有多少位上忍？”辉夜恋说道：“这是我们辉夜一族的事，不劳你这个败军之将操心。来人，把他关起来。”命令一下，两个警戒的忍者走进来，就要带着上忍造离开。造并没有反抗的意思，也不用两个忍者动手，就自己站起来走向外面。他一边走一边看着辉夜海也说道：“就算是辉夜一族攻击，最好也动员500人，上忍的数量也要配置至少3人。”辉夜海也转头看向上忍造，他眼睛里除了疯狂外，还多了爆裂的怒火。这是有多看不起辉夜一族，多看不起自己。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行压下怒火和疯狂，冷冷地说道：“好，但我答应了之后，如果觉得没有必要，我就杀了你。”说完，辉夜海也转头走了，宽大的袖子甩得哗哗作响，完全是已经气疯了的样子。林看到这一幕，惊奇地赞叹道：“辉夜海也真是了不起的辉夜忍者，竟然能控制得住自己的疯狂。辉夜一族后继有人啊！”辉夜恋得意的哈哈大笑：“多谢夸奖啊，不过海也当得起，他是我们辉夜一族最优秀的后起之秀，他有可能摆脱困扰辉夜的桎梏，成为最了不起的忍者。”鬼灯朔月也是连连点头，心想辉夜一族的未来有保障了，好在我们鬼灯家族也不差。满月这孩子的优秀可是非常不简单，勉强能够克服缺陷的辉夜海也不值一提，未来的他一定能够成为4代谁影。鬼灯家族的未来一片光明。战斗间隙，宇智波优开启撒钱模式，通过反复的通灵，从猫城堡购买了大批量的武器和忍具，补充了战斗中的全部消耗。就连九宝田村里埋设的起爆符也都重新设置好了。猫城堡帮助猫婆婆处理生意的古田猫都看不下去了，他喵喵叫着说道：“优仙人，你也太不把钱当钱了，哪有这一天就购买4000万两武器的喵？”宇智波优都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三轮雅士就跳过去，啪的给了这只妹妹一巴掌，将她打了一个大大的跟头。笨蛋妹妹，小声，我家契约者有钱，愿意花钱，你多嘴个什么劲喵？小声，笨蛋姐姐，你说过契约者的钱就是自己的钱喵，他这么花那不是你就没钱用了？小声。三轮雅士偷偷的看了看周围，将古田猫的脑袋压低，用更小的声音说道：“你别乱说喵，这钱其实是宇智波家族的钱，优他只是负责保管而已，所以他才会这么合理的花钱。猫城堡赚到了利润，我分到了分红，这才是我和他的钱喵。”古田猫瞪大了眼睛，他完全想象不到还有这样中饱私囊的作坊，大脑都给干得宕机了。古田猫虽然只有2岁，但他的天赋远超三轮雅士，在刚刚出生时就觉醒了灵智，智力高得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数字极其敏感。他很小就给猫婆婆做会计，后来更是成为了猫婆婆的助手，帮助婆婆打理生意。因此，古田猫没有契约者，不曾受到人类社会的红尘污染，纯白天真的让猫心疼。三轮雅士看着可爱的妹妹晕乎乎的样子，将她抱在怀里安慰道：“这可不能算是中饱私囊，最多是公私两便喵。你看，我们花了宇智波家族的钱，让宇智波家族的忍者免于死亡，并获得了战争的经验，迅速的成长起来。宇智波家族有钱，用钱换取家族忍者活命并成长起来，绝对是赚翻了。我和优在这些宇智波忍者身上可付出了不少心血，借这个机会赚点辛苦钱，谁能说什么喵？对喵。”古田猫晕乎乎的点头，再也不敢说什么了。小猫的心中对三轮雅士彻底服气了，这位猫仙人姐姐的脑子一般，但见识和智慧实在是太厉害了，难怪她能够成为第1位猫仙人，还能得到猫婆婆和猫鼬族长大人的信任。忍猫签订契约是冒险，运气好就能像三轮雅士遇到宇智波优，或者像八重子遇到宇智波止水，不但性命无忧，还能得到红尘炼心，迅速的成长起来。当然，三轮雅士这样能够被契约者带着成为猫仙人的，就不仅仅是运气好了，而是一人成仙鸡犬升天的幸运。随着交易完成，虎部队的战斗力也随之恢复，他们自信满满，信心十足，兴奋地期待着下一场战斗，纷纷猜测下一个敌人是谁。宇智波优知道这些孩子很兴奋，就放任他们热闹了一阵子，宣泄了心中的激动和恐惧，然后就安排着开始生火做饭，吃饭后又一个个按倒，逼着他们睡觉。虎部队的101名宇智波下人，绝大多数是在今天第一次杀人，再多的忍者教育也不能消灭人类的本能，见到类似自己的生命逝去，对死亡本能的恐惧会极大的激发。宇智波优实在是有点担心，有哪个弟弟因此开眼，甚至因此晋升2勾玉。他希望尽量避免这种效率高但后患也大的负面情绪晋升方式，再也没有比改变性格更危险的事情了。如果有可能，宇智波优希望自己的小弟能够像自己一样，血轮眼的晋升都发生在修炼的时候，而不是发生在战斗中或者亲友死亡的瞬间。至少3勾玉血轮眼以下如此，万花筒血轮眼不用做此考虑。作为3勾玉血轮眼的拥有者，宇智波优已经渐渐地感受到了万花筒的存在，越来越清晰。在他的感觉中，万花筒对精神力的要求大概是觉醒3勾玉时的15倍以上，至少如此。因为宇智波优的3勾玉是突破筑基期时精神力大爆发的情况下觉醒的，当时他的精神力绝对是溢出了，但具体溢出多少尚未可知。到今天连续在筑基期突破，他的精神力比那时已经增加了10倍，这才比较清晰地感受到了万花筒的存在，所以至少是15倍的差距。不得不说，这对天赋的要求是变态的，哪怕是绝望情绪掀起了精神力浪涛，也远远不能够触及的万花筒的下限。毕竟精神力就像大海，情绪就像风暴，不管风暴有多猛烈，浪的高度都无法超过大海深度的限制。宇智波止水、宇智波鼬这样的天才，能够在3勾玉阶段快速成长，
精神力远远超过三勾玉的几倍、十几倍，甚至更多。精神力有了足够的积累，他们在遭遇情绪风暴后，就能一举开启万花筒写轮眼。还有宇智波带土这样的一种天才，他的精神力却是不足，但架不住他的情绪风暴是超规格的。同样都是同伴战死的悲剧，在别的宇智波心中能够掀起10级大风的情绪风暴，但落到带土的心里却能出现极致的2级分化。有可能当时他流下满脸的眼泪鼻涕，但转头就忘掉了，继续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过日子。也有可能直接引爆星际大风暴，整个大海都得掀飞的那种，就此觉醒万花筒写轮眼，黑化成冷酷的灭世大魔头。这中间的区别就得看是谁死了，他的队友新一的死就是第一种情况，他的单相思目标灵的死就是第二种情况。因此宇智波优觉得自己不用考虑万花筒的事情，只要自己尽量保护着弟弟们觉醒到三勾玉写轮眼，保护他们的心灵不会被写轮眼突破伤害就足够了。这些孩子都是自己未来的班底，掌控宇智波家族为自己效力的骨干，只要有可能就尽量不走速成的道路。实在是速成的强者不稳定，不但容易给自己招灾，还有更大的概率遭到背叛。而作为仙人的宇智波优注定会有漫长的生命，在更多的时间加持下，负面影响每增加1点概率都意味着未来的麻烦增加1分，所以他得小心翼翼地照顾好虎部队成员的心理。所以他和101名下忍逐一见面，种下了帮助星神稳定的暗示。得到了宇智波优的帮助，宇智波们很快摆脱了出战的紧张，以最快的速度吃饱喝足，然后进入梦乡。宇智波优自己承担了战斗间隙的警戒任务，防止来自各方面的窥探、暗杀和袭击。他将自己的灵觉散开，注视着自然环境中的细微变化，以此间接地观察忍者和忍兽踪迹。为了未来安定舒适的生活，宇智波优可是非常的努力。他知道自己根本做不到保护所有的弟弟，不要说保护他们的精神安全，就连他们生命安全都没法保证到100%，这毕竟是战争啊。不过他的努力也不会白费，至少能让弟弟们多活下来几个，这个理由足够他付出努力了。警戒是考验耐心和细心的工作，但却也是无聊的。宇智波优采用了一举两得的办法，他就在久保田村的中心盘膝而坐，深深地沉浸到心灵深处，在空灵的状态中尝试与自然深度的融合。人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但人也是独立的。宇智波优与自然的融合并不稳定，它就像是一只漂浮在水面的种子，在空气和水之间浮浮沉沉。但只要还在水中，种子就能够汲取水分，一点点滋润自己，诱发本源的生机，有了发芽的可能。在浮在沉之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宇智波优整觉得舒服的时候，自然的世界出现了细微的涟漪。他幸运在半梦半醒之间注意到了这个极其轻微而陌生的波动。这个波动不但陌生，还非常的奇怪，不是宇智波弟弟们这样被欲望驱动的人性，也不是凭本能生活的动物灵性，明明有生命的特征，但也有属于机械的奇怪感受。这是什么？雾隐村隐藏的手段？不应该是，不可能是。如果雾隐村有这样的手段，他们就具有了比木叶村高一级的文明等级，那还打个鬼的忍界大战？宇智波优忽地想起来，自己曾经通过神通全知心眼感受过这个生命。虽然神通的感受和自然融合的感觉完全不同，但在想到之后，他就是能够确定这是那个半生命白绝。是因为虎部队聚集了上百名宇智波，所以例行的检查是否有人会觉醒万花筒吗？很好，对白绝的感知范围增加了很多，以后就不用太过紧张了。宇智波优仔细地考虑了一番，最终还是决定放过这只白绝。他没有把握捕捉到这个怪物，就不要打草惊蛇了。自然融合并不是稳定的状态，只要他站起来活动，或者思维的速度提升，他的心就不可能保持空灵状态，和自然的连接就会中断，再也感知不到白绝的位置了。而全知心眼的范围历经数次突破，也只增加了一点点，刚刚突破20米的范围，这个距离用于忍者间的体术战斗自然是无往不利，但用来捕捉白绝就是妄想了。刚刚放弃捕捉白绝的想法，又有一大团激烈的涟漪传来，毫无疑问是人性激荡出来的涟漪，而且数量很多，是敌人，而且是很强很多的敌人，要打硬仗了。宇智波优没有犹豫，他退出了自然融合状态，叫醒虎部队的成员们准备战斗。此时宇智波下人们已经睡了4个多小时，精神和体力恢复了大部分，状态是相当不错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并取得胜利，然后又经过了几个小时的睡眠，激荡的情绪平息下来，让人手指颤抖的杀戮刺激也消失了，只有因为胜利产生的强烈自信心被固化到每个人的内心。宇智波们听说有敌人，全都是自信的一笑，然后安静地找到自己的小队，自然地站到了自己的战术位置，平静地等待敌人的到来。没有人大声地呼喝展示自己的厉害，也没有人喋喋不休地询问敌人的情报，他们就这么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起，就像是一座稳稳矗立的大山。宇智波优满意地笑了，就是这么安静地站着，就能看到不动如山的味道了。毫无疑问，虎部队的战斗力比6个小时前更加强大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敌人，来吧，战吧！辉夜海也带领着513名忍者向久保田村前进。辉夜一族的忍者并不善于隐秘行动，而且这次动员的人数如此众多，就更难隐藏行迹了，所以他并有刻意地隐瞒自己的行踪。沿途走来，辉夜一族忍者的战意渐渐高涨，杀气四溢的队伍所到之处，自然的喧闹全部停止，这样突兀的寂静就和大声的喧哗一样显眼。辉夜一族的忍者们距离目标村庄还有10公里路程时，辉夜海也突然感觉到自己似乎被什么东西注视了。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很轻微，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有所察觉，正常人都可能会以为是自己产生了错觉，但辉夜海也是真正的天才上人，他明白这是被对方的高手用某种手段看到了。呵呵，算了，本来也没有偷袭的打算。辉夜海也抬起手命令道：加快速度，我们冲过去！没有人质疑他的命令，500多人开始加速，脚步声轰隆隆的响了起来，行军的烟尘也飘上了半空，远远的就被宇智波们看到了。
几十双血轮眼打开，精确的估计出来攻击者的规模和速度，很快就知道了敌人实力很强，人数在500人以上。但宇智波们依然保持了安静，稳固的自信让他们毫无畏惧。几分钟后，辉夜一族的忍者部队就和宇智波的虎部队面对面对峙。实际上，辉夜这边是有点懵的，在他们的眼中，对面村落前只有10几个木叶忍者，而且是各自靠着掩体遮挡着自己的身形，只露出半个脑袋的那种。木叶忍者这是想要干什么？但辉夜海野以下无人因此而轻视，这是不一般的木叶忍者部队。他们在几个小时前全灭了3倍雾银忍者的部队，据说还没有损失一个人，这才导致他们辉夜一族的忍者部队被派遣来攻击，且人数多达500人。而且这种躲躲藏藏的样子很符合忍者日常的行为，但数百人之间的大战，这种遮挡一个人的掩体，随便几个忍术就轰平了，这些小技巧能有什么用？辉夜忍者为主的雾银忍者不知道的是，他们的样子落在了虎部队忍者的眼中，顿时激起了一片遐想。真是好正点的靶子啊！500多人的聚成100多个小队，小队之间又按照亲疏关系聚在一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人堆，人最多的地方甚至间距不过1臂。按照宇智波们接受的教育，忍者达到这样的密度就是活靶子，随便一个忍术下去就能捞到3、5个人头。就算是忍者能够提前发现闪避，这么多人也会彼此干扰，大大增加了闪避时的困难。所以命令什么时候下达呢？正在此时，尖锐的哨声响起，哨声的音色是分队队长的哨子，但哨声尖锐中带着震动肺腑的浑厚力量，正是宇智波优发出的战斗指令：火遁，攻击！宇智波优通过哨声发布的信息极多，当然不是2个词就能够描述的。他为每个分队分配了攻击目标，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定了忍术种类。接着，各个分队的队长根据命令，结合自身小队的状况，将具体执行的任务分解传达给4个小队。最后是小队长将任务指定给具体的忍者，然后再向上反馈。久保田村村庄里哨声此起彼伏，一片混乱，听得辉夜一族忍者莫名其妙，但其中那些敏锐的忍者都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纷纷开始戒备。但没有人想到要分散。村落中，宇智波优得到了准备就绪的反馈，凭借自己的气量足够大，直接向所有人下达了命令：攻击时间3秒倒计时。听到这个命令，宇智波们开始结印，他们要使用的忍术只有2种，分别是 C 级火遁火弹以及 B 级火遁好火弹。和好火球不同，这2个术威力并不是最大的那种，但速度却是最快的类别，而且在宇智波家族的普及度极高。具体谁使用哪个忍术是由小队长们指定的，其实就是谁强谁就使用威力更大的好火弹，实力差的就用小号的火弹。就在辉夜海野对于该如何进攻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虎部队的哨声突然停止，他感到了可怕的杀机，背后一股凉气从脊梁沟窜了上来。这个冷酷的尸骨脉忍者竟然忍不住寒意，机灵灵的打了个冷战。但他仔细的感知，却没有发觉哪怕一丝杀气的存在。这摄人的危险怨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当然感觉不到杀气，因为宇智波们是按照命令，向着固定的方向和角度同时发射火遁火弹。他们根本看不到自己的攻击目标，又全神贯注地控制忍术的操作细节，保证发射出去的角度和时间丝毫不差，根本就顾不上思考杀人这种事。虎部队在宇智波优的训练下，执行这种远程攻击任务时，就像是认认真真的打螺丝一样，全部的心劲都用来和枯燥对抗了，哪里会有一丝丝的杀气散发出去？唯一能够看到敌人，并且知道自己是操作虎部队进行杀戮的人，就是宇智波优。而他经过和心情的反复磨练，早就锻炼得心如止水，哪怕巨大的伤亡就要被自己亲手制造出来，他的内心依然是毫无波澜，同样没有任何杀气散发。辉夜海野能够在冥冥之中感受到危险，已经算得上是绝对的敏感了，但他再敏感又如何，总不能感受到根本就不存在的杀气。辉夜海野左顾右盼，不明所以。就在他准备下令进攻的时候，看到了100多个大小火弹冲天起，在空中略微转向，就向着辉夜忍者们冲了过来。敌袭！但来不及了，火弹的速度在火遁中是首屈一指的，能够及时做出反应的只有2个上忍以及几十个资深的中忍。400多忍者只来得及抬起手护住脸，半蹲着弯下腰，火弹就命中了自己的目标。虎部队发射的火弹没有一枚是对准人的，但目标的地面上站着密集的人群，自然有些倒霉蛋被火弹砸了个正着，撞击引爆的火弹将人体炸得粉碎。紧接着，绝大部分火弹着地爆炸，散发出炙热的火焰，点燃了5米范围内的一切。距离近的忍者无一幸免，或是当场变成火炬，或是被冲击波打得皮开肉绽。第一轮火弹打击结束，辉夜忍者群中才冒起一道道水幕，并且有人下意识地使用了雾影之术。宇智波优对此十分满意，轻蔑地说道：“精英的乌合之众。”随后吹响铜哨，微调攻击的坐标，指挥虎部队发起第2次攻击，然后是第3次、第4次，连续的攻击打得辉夜忍者们怒火狂发，站在原地敢挨打，是人都受不了。可是辉夜忍者自发的水遁忍术还击，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显得凌乱而稀少，被集火的火弹打得溃不成军。辉夜忍者虽然也善于水遁，但他们中的精英反而不善于水遁，因为他们是觉醒了尸骨脉的血迹限界忍者，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琢磨血迹限界和秘术了。尸骨脉对性格的影响比血轮眼还厉害，觉醒了血迹限界的辉夜们性情异常的冲动易怒，只是因为辉夜海野的强令，才在原地等待命令。但等到挨了第6轮覆盖性攻击，辉夜家族的精英们还是炸了，他们顾不得禁止攻击的命令，纷纷发动尸骨脉，为自己套上骨骼铠甲，一窝蜂地冲向了久保田村。其他的辉夜忍者一看别人都开始冲锋了，自然也跟着冲了上去。这里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冷静忍者。辉夜海野的怒吼声被淹没在火弹的爆炸声中，淹没在辉夜忍者疯狂的嘶吼声中，最后他也怒上心头，
带着最后辉夜上忍和10几个反应速度快又运气好的中忍，冲到了队伍的最前面，第一个冲进了九宝田村。然而，他们冲进了村子，却连木叶忍者的一根毛都没有找到。宇智波鼬深谙游击战精髓，他不会在敌人士气正旺，甚至是疯狂的劲头上，让虎部队和敌人展开最危险的肉搏。看到辉夜忍者发起冲击，宇智波鼬就直接带着虎部队撤退，一口气溜出了九宝田村。在撤退的过程中，他们解除了陷阱的保险，将这些爆炸物、坑洞、弹簧机关留给辉夜忍者，让他们不至于无事可干。离开村子后，虎部队并没有远离，他们在不到1000米的距离上停下，听着村子里此起彼伏的爆炸声，还有隐约传来的怒吼声，耐心地等待敌人反应过来。宇智波鼬甚至有心对队员们进行教育，指着村子讲道：无计划、无组织的行动就会落得这个下场。以前我对你们讲这些的时候都是干讲，你们不会有很深的印象。现在看着敌人给我们演示的实际范例，大家应该能够理解我讲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了吧？明白了，优大哥，印象深刻，以后我绝不会犯下相同的错误。哼，这不是你不想就能避免的，手下的忍者能不能理解，能不能令行禁止，才是最关键的条件。所以，尽管队列在忍者战争中毫无意义，但对于忍者服从性的养成至关重要，所以我才会按着你们的脑袋强行推进了那20天的训练。今天大家的表现我很满意。有位伟大的军事家总结出，最好的军队表现应该是齐疾如风，齐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我今天看到开始的不动如山，撤退时的齐疾如风，接下来我希望能够看到大家在攻击时的侵略如火。宇智波和斯问道：优大哥，那齐徐如林呢？宇智波鼬笑着回答道：这是最难的一点，是说在正常速度的行军中，整个部队错落有序，行动不慌不忙，安静流畅，充满动态的美。这个要求可太高了，部队中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坚定执行的时候遇到变故，所有人又能立刻适应处理，不显半点组织。也就是说，所有人同时具有大局观和服从心，所有人都有资格担任小队长，甚至分队队长。太难了，不能指望你们短时间内做到了。分队长们瞠目结舌，自己被宇智波鼬选为分队队长后，额外吃了多少苦。队员训练的时候，队长加倍训练；队员休息的时候，队长得背诵各种战术指令；队员睡觉的时候，队长得巡逻哨卡，甚至队员吃饭的时间都比队长们多1倍。人人都是分队队长这样的，所有人都在摇头，完全无法想象这样的部队会是什么样。也许只有纯粹上人组成的部队才能做到吧。宇智波鼬其实也没有亲眼见过，但他在电影中见过，只不过年少时初见根本不知道厉害，还想着就是几万人普普通通的行走，有什么好看的。直到当过兵，做了片警，年过中年，历经各种打磨，和人打交道到深入骨髓，才知道齐徐如林的境界，那种平平淡淡的行走意味着什么，那就是简简单单的无敌。因为宇智波鼬的话，虎部队的宇智波弟弟们低下了头，觉得自己让大哥失望了。宇智波鼬却笑着说道：别低头啊，你们现在已经很强了，真的很强了。我一个命令下去，101人的部队就毫不迟疑地离开了村子，没有一个人拖拉，在撤退途中还能按照计划解除陷阱的保险，这种执行力我真的很满意的。不信的话，大家等下可以看看雾营忍者离开村子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有时候还是得看看差劲的忍者们表现，才会知道自己有多厉害。过了几分钟，有几个辉夜忍者从村落中走出来，他们看到了列队的宇智波，又慌慌张张地缩了回去。但又过了10几分钟，才有100多个忍者乱糟糟地从村子里出来。此时他们的怒火已经恍如死灰，愤怒的情绪衰落成沮丧，战斗的欲望几乎都要消失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雾营忍者连这都做不到，仅仅一次失败的攻击和陷阱骚扰，就让他们的士气走到了3而竭的程度，这是宇智波鼬没有想到的。他之前的计划是继续放风筝，再来2次以上的骚扰，诱使雾营忍者进一步分兵，直到面对的敌人不足100人时，再回头给予致命的一击。宇智波鼬要形成席卷之势，一举打垮这500人的雾营忍者部队。但现在看来，用不着这么麻烦了。宇智波鼬吹响了口中的铜哨，驱动虎部队发起了攻击。下达命令后，他站在自己指挥的分队指挥位上，控制着队伍的进攻速度，以便形成最大的压迫感。辉夜海也站在家族忍者的最前面，心中却是一片冰凉。此前他从未想过，忍者的队伍之间竟然在服从性有如此巨大的落差。进攻他是被部下裹挟着发起的，进入村庄后，400多忍者竟然像水被海绵吸收了一样，彻底的消失了。得到敌人已经逃出村子，他下达的命令根本没有人回应，部队怎么都聚拢不起来。花费了偌大的力气，用了10几分钟的时间，辉夜海也才集结了100多忍者，还是建制混乱小队不全的状态，总共100多名辉夜忍者却分属于80多个小队，剩下的200多接近300忍者没有回应，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其实辉夜海也知道，所有的忍者都在这个村子里，只是此起彼伏的爆炸和陷阱扰乱了辉夜忍者的组织，急促间聚集不起来。如果再有半个小时，他相信自己能够让部下们全部归建。如果时间拉长到2个小时，不用他做任何事情，辉夜忍者都会自己回来。但现在没有时间了，报告的忍者说，敌人是全都聚集在一起的，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发动反击。辉夜海也知道自己和部下们危险了，他必须迅速集结足够的忍者，在村庄外面阻止敌人的攻击。木叶忍者聚集在一起，面对分散的雾营忍者，具有绝对人数优势，优势大的根本无法抵抗，到最后必然是木叶忍者反复扫荡，雾营忍者死伤惨重。辉夜海也带着这100多个乱糟糟的忍者，心中只有对自己的愤怒和失望，满心想的是击败眼前的木叶忍者后，千万不能都杀掉，一定要留下足够多的俘虏。他要让这些俘虏帮助自己训练辉夜忍者，他也想要这样指挥起来如臂使指的忍者部队。
至于胜负的问题，辉夜海也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战败，有他在这里，胜利就只能属于辉夜一族。这就是一个觉醒了尸骨脉的忍者的自信。他看着错落有致向自己冲过来的木叶忍者，轻轻的自言自语：传说云隐村的3代雷影是忍界最强的盾，那只是因为雾隐村没有机会好好的展示自己。这场战争之后，最强之盾的名号只会属于辉夜家族，而且不仅仅是最强的盾，还会是最强之矛。辉夜海也脱下了上半身的衣服，一根根骨刺从他的背后脊椎上长了出来，然后不断的分叉，一根根尖锐的骨刺紧密的排列在一起，在他背部形成了一对折扇一样的骨扇。辉夜部队最强的忍者做出了表率，向所有部下表达了战斗意志。辉夜一族的忍者们突然兴奋了起来，他们的士气也渐渐的昂扬起来，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疯狂开始发作，他们想要杀人了。辉夜海也身后另外几位辉夜忍者同样脱下了上衣，骨刺从不同的角度长了出来，形成了不同的结构。更多的辉夜忍者则仅仅是将袖子拉起来，骨刺从他们的手臂上长出来，这是锋利和坚韧都超过钢铁的武器。但所有觉醒了尸骨脉忍者的皮肤下面，骨骼都在查克拉的支持下异常生长，形成坚固的骨膜，保护自己脆弱的身体。如果此时剥掉辉夜忍者们的皮肤，看到的就是一群拥有外骨骼的昆虫人。尸骨脉忍者们的骨刺比忍刀更锋利坚韧，可想而知，这些骨膜的防御力绝对是堪比钢铁盔甲，防御力必然是非常惊人的。当这些忍者骨刺外露后，一股疯狂的气氛散发开来，所有雾隐忍者都受到了影响，他们的面容狰狞，双目圆睁，发出了疯狂的笑声。看到这些辉夜忍者如此做派，宇智波优就知道情况不妙，这不是一般的雾隐忍者，而是辉夜家族的忍者，那些领头的忍者是觉醒了尸骨脉的硬骨头。他不是不知道辉夜家族的穿着复古，发饰复古，甚至还点了圆嘟嘟的马吕眉。问题是，这样的装束在今天的雾隐村十分流行，在战场上遇到的10个雾隐忍者，能有7个都是这个模样。刚开始的时候，宇智波优可没少被吓到，怎么遇到一个雾隐忍者就是辉夜一族的？辉夜一族这么多人。时间一长，他知道了真相后，就对这样的装束麻木了，只当是雾隐忍者的主要特征，就像是沙隐村忍者的包头部和罩衫组合那样。当那些领头的雾隐忍者脱下衣服，根根骨刺冒出体外，这样的特征才是最明确不过的辉夜家族特征。宇智波优没有任何耽搁，他口中的铜哨吹出了悠长而尖利的声音，持续整整3秒，不停息不中断，声音且持续拔高。同时他加快了速度，冲到了所有人的前面，而他身后跟着的是另外5个分队队长。他们在听到那声悠长的哨声后，同样离开了自己的指挥位，来到了第1排。宇智波优吐掉了一直叼在嘴里的哨子，开口说道：前面是辉夜家族的忍者，而且是觉醒了尸骨脉血迹献界的精锐。据说他们对宇智波家族第一忍族的名头不满，对血轮眼是忍界第一血迹献界的名头不满，那就让我们给他们个厉害看看。是，优大哥。什么狗屁尸骨脉，既然妄想跟我们的血轮眼相提并论，今天就让他们知道厉害。宇智波优最后喊道：第一个人是我的，其他的人你们自己挑一个。他深吸一口气，睁开了自己的3勾玉血轮眼，大吼道：杀！5位分队队长同样睁开了自己的单勾玉血轮眼，喊道：杀！辉夜海也心情古怪莫名，在他鼓动起族人的士气后，发出了自己最大的怒吼，却看到对面冲锋的木叶忍者中跳出来6个年龄略大的忍者。下一刻，这6个忍者的眼睛全都红了，他们是开启了血轮眼的宇智波家族忍者。卑鄙！宇智波家族忍者为什么不佩戴族徽？我们辉夜一族，算了，我们也没有佩戴。辉夜海也兴奋了，能够和宇智波忍者战斗是每一个辉夜家族忍者的期望，他哈哈的狂笑起来，但才笑了3声，他的笑声就卡在了喉咙里，因为在第1排6个宇智波忍者的身后又睁开了38双血轮眼。这支100人的木叶忍者部队全都是宇智波家族的忍者，难道这里是针对辉夜一族的陷阱？作为辉夜一族中少有的有脑子的忍者，辉夜海也难免多想了，但源自于血脉的本性让他的念头迅速统一，杀了眼前的敌人，什么陷阱都会无效。他不再犹豫，也不再思考战斗之外的任何问题，2只手臂上长出3根尖锐的骨刺，冲向了打头的宇智波优。而宇智波优双手化作火焰拳，正面硬刚尸骨脉。此时此刻，他当然想用幻术取得先手的优势，但意外的发现，对面的辉夜一族忍者竟然免疫幻术，不仅仅是血轮眼幻术，还有常规幻术和他的暗示种子，全都对这个满身骨头尖刺的家伙无效。辉夜忍者的查克拉极强，且完全沿着骨骼运行，常规幻术根本不能撼动这样的查克拉。当他的血轮眼和对方对视时，反馈回来的信息极端复杂，但却能用一个词来形容：疯狂。这样一来，幻术种子自然也不能起效了，什么样的暗示都不能对疯子起效，因为他的思路本身就是各种执念的大杂烩，暗示种子送进去不过是多个不起眼的执念，一点作用都没有。宇智波优不得不庆幸自己没有专攻幻术而放弃其他，现在幻术不起效了，那就来硬的。血轮眼本身也是最强的体术辅助，而自己的身体足够强大，2个忍者头领撞到了一起，就像2列火车头相向而行，最终撞击的惊天动地，巨大如同爆炸般的声响爆发，甚至还有一道白色的气压环从2人撞击的位置扩散开。宇智波优的脑袋和对方的脑袋撞在一起，他的头骨当场碎裂，还被对方手腕上的骨刺穿了个透明窟窿。辉夜海也不好受，他的脑袋在撞击中大获全胜，但随后就被宇智波优的火焰拳打了个深深的凹痕，脑袋顿时嗡嗡作响，一阵阵的发昏。他嘿嘿的笑着，这个宇智波忍者挺厉害的嘛，但居然不躲不闪的和自己硬碰硬，真是找死。但一记重拳打到了他的右肋下，疼得他话都说不出来了。更重要的，这一击挨得莫名其妙。是谁打的？是脑袋上有个透明大洞的宇智波优打的。
冲撞后的瞬间，两人都攻击了对方的脑袋，只不过辉夜海也仗着骨头硬不理不睬，而宇智波鼬却意外发现，当对方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的时候，他心灵中的疯狂竟然衰退了。在那千钧一发的瞬间，他及时发动幻术，让自己的脑袋在对方视线中偏转了20厘米的距离，成功躲开了致命的一击。他的脑袋并没有被刺穿，只是额头上因为躲闪不及时被骨刺开了个血槽。试过了对方的硬度，也证明了自己的硬度，宇智波鼬不再和敌人硬碰硬，而是开启了全知心眼和对方比拼体术。辉夜海也有点懵，因为幻术的影响，他眼中的宇智波鼬头上还是有个透明窟窿，竟然一边撒着红白色的豆腐脑，一边和他激烈的战斗。脑袋居然不是致死的要害，那身体呢？尸骨脉，十指穿弹。没有任何前奏，就在双方贴身交换伤害的时候，辉夜海也突然发动了血祭秘术，十指对准宇智波鼬就是一阵疯狂的扫射。这一次宇智波鼬是真没有来得及躲开，实打实的吃了4根指骨，血花飞溅的同时，他也在对方的腹部狠狠地打了一拳，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微微发红的拳印。这是第2拳。此时宇智波鼬脑门上的血槽长出了肉芽，纠结着开始愈合伤口了。这个景象被幻术反映出来，在辉夜海也眼中，就是他脑袋上的透明窟窿正在缩小，无数的肉芽虫子般的生长，偌大的窟窿竟然愈合了。如此可怕的景象让疯狂的辉夜头皮发麻，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只是个疯狂的忍者，对面的家伙难道是怪物吗？腹部的疼痛让他更加疯狂，强行压制了心头的恐惧感，嘶吼道：就算是怪物，我辉夜海也就是拼了命也要杀了你啊！但这个家伙嘴上喊着拼命，可接下来的动作却变得柔软无比，就像随风而动的柳絮一样，轻柔地闪避了宇智波鼬的连续攻击。尸骨脉，柳之舞，不但用柔软的动作化解敌人的攻击，还借助轻柔丝滑的动作，配合全身上下的骨头尖刺切割敌人的身体。这是非常高明的人体术，但视觉上的错位让一切都发生了逆转。越是精巧的体术，就是越发致命的送死。辉夜海也的闪避变成了送上门的沙包，他的骨刺切割全都变成了人体描边，一通操作下来，不但没有攻击到敌人，还连续吃了3下重重的拳头，在身上留下了3个深深的拳印。第5拳了，还差4拳。辉夜海也真的疯了，明明自己发动了人体术的秘技，不但没有缓解压力，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了。他意识到自己确实是中了幻术，这太不可思议了。以尸骨脉的疯狂和凝聚，居然能够中幻术，写轮眼真是名不虚传。辉夜海也首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当一个忍者被幻术控制，而控制他的敌人但凡拥有杀人的手段，被控制者的死亡就不可避免。该拼命了！他瞬间下定了决心，背后如同2柄折扇一样的骨刺开始生长，然后如同根须一样的散开，变成了一根根灵活的骨质锁链，而每一节锁链上都横向长出了4根新的骨刺。尸骨脉，荆棘之舞。辉夜海也趴在地上，手脚上长出了几根尖刺，深深地插入大地之中稳定身体，背上的48根骨质锁链呈射线状分散伸展。骨质锁链的每一节上，骨刺同样疯狂的生长延伸，一旦接触就融合在一起。眨眼间，以辉夜海也为中心，在战场上铺下了一张大网。宇智波鼬趁敌人趴下不能动的瞬间，在他左肋打了2拳，同样留下了2个深深的拳印。还差2拳，但接下来他就再也没办法接近敌人了。骨质的大网疯狂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延伸分解，每一个新的骨节上再长出4个新的骨刺。巨大的骨头牢笼正在向上生长，一旦被困入其中，就会被不断新生延长的骨刺杀死。骨头牢笼的范围极大，不仅仅是宇智波鼬被笼罩在内，连辉夜的其他忍者、5位分队队长以及更多的双方忍者也被困在里面了。而辉夜海也不加分辨，不管是谁都一律困杀。反正辉夜一族的忍者都有皮下的骨膜，他的骨刺还不至于刺穿同族的骨膜，但要是自身血迹限界太弱，挡不住他的荆棘骨刺，那也是该死。分队队长宇智波不时突然发出了惨叫，他遭到了对手的拼命偷袭，为了躲避对手奋不顾身的扑杀，右脚被牢笼般的骨刺夹住了。这些疯狂生长的骨头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食人花，更加疯狂地向着宇智波不时生长，试图活生生地将他绞杀。另一个队长宇智波宽人冲过去，试图解救队友，但他手持忍刀拼命地劈砍，却只能砍下些许骨头渣子，根本不能阻止骨头的生长。那个试图扑杀不时的辉夜忍者被疯狂生长的骨头淹没，但他仗着骨膜的防御，不但好好的活着，甚至疯狂地大笑道：你们都死定了！这是海野的最强的荆棘之舞，在荆棘骨刺牢笼中，除了尸骨脉的忍者，所有人都要死。形势已经非常紧张，宇智波鼬连续尝试了几次，都无法接触到被骨头层层包围的敌人，无法打下最后2记拳印。他的额头上首次出现了密集的汗珠，甚至忍不住想要掀开自然能量的底牌，无论是土灵还是雷灵，似乎都能解决这个骨头怪。但无论是哪种，都需要时间才能将敌人杀死，也都来不及救下宇智波不时。宇智波鼬心中焦急，突然他看着眼前不断生长的骨头，想到了这些骨头也是辉夜的身体一部分，辉夜军马吕甚至能够在骨头中来回穿梭。那么最后的2拳打在这些骨头上，是不是也能凑齐9个拳印，引发金色净白的焚化火焰呢？来不及思考了，宇智波鼬听到宇智波不时的惨叫，还有宇智波宽人焦急的高喊：鼬大哥，救命啊！不只是宽人，还有10几个来不及撤退的宇智波弟弟，正在荆棘骨刺牢笼中挣扎求生。宇智波鼬不再犹豫，狠狠的2拳打在已经粗壮如人咬的骨节上，留下了2个浅浅的但是散发着金色微光的拳印。他已经想好了，要是接下来没有效果，他就动用自然能量将弟弟们都挖出去，尽量的救下更多的人。但下一瞬间，拳印上的金色光芒大盛，居然成功的沟通了敌人身体上的拳印，术已经正式发动了。很快，金色净白的火焰从骨节的缝隙中喷射而出，
火焰在眨眼间就扩散到了整个骨刺牢笼，烧烤骨髓的香气冲天而起，渐渐地变成了焚烧蛋白质的臭味。骨刺的生长自然停了下来，但惨叫声却更大了。所有困在骨刺牢笼中的忍者都感受到了身边的骨头变成了火柱，他们都明白了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他们就像是被锁在炮烙之柱上一样，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身体会渐渐被点燃，最终被烧成焦炭。尽管骨头不是热的两导体，升温的速度还不至于造成伤害，但恐惧还是让所有人发出了绝望的惨叫。人类对于火焰的恐惧是高于利刃，深深镌刻在灵魂中的。此时辉夜海也已经死了，但他繁衍生长到了极致的骨头还需要很久的时间焚烧。宇智波优趁机开始营救自己的部下，抓紧时间挖掘被困在骨刺牢笼中的宇智波。好在经过骨髓中的金色火焰的焚烧，这些尸骨脉的骨头强度大大降低，这才能快速挖掘，但还是不够快。当金色净白的火焰将骨头烧穿的时候，宇智波优和另外4个分队队长拯救出来了14个宇智波，但其中已经有6人停止了呼吸。而在骨刺牢笼外，宇智波忍者们仗着更多的血轮眼以及4人小队的编制和4个小队之间默契的协同优势，做到了以少数忍者拖住大量敌人，集中优势兵力迅速绞杀敌人的战术目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雾隐忍者不愧是出身5大忍村之一，他们凶悍的战斗风格以及动不动就和人同归于尽的作风，都令年轻的宇智波难以适应。有3位宇智波被抱着必死之心的敌人抓住，在起爆符的轰鸣中牺牲了。双方的战斗进行得极快，从辉夜海也离开村落到他的尸体彻底笼罩在金色火焰中，只过去了短短的6分17秒。事实上，忍者的战斗就是这么快，基本上都是攻高防低的存在，照面时只要一个疏忽就会分出生死。此时九宝田村中，晕头转向的辉夜忍者还在和起爆符陷阱作战，依然没有找到北，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领导者已经被人杀了。宇智波优顾不得清点伤亡，他看了一眼失去了双脚、脸如死灰的宇智波不时，看了看鲜血淋漓却活动自如的宇智波宽仁，还有那些已经停止呼吸的弟弟们，叹息了一口气后命令道：“战斗还没有结束，我们将剩下的敌人绞杀在村落中。”是。完好的虎部队宇智波们迅速地清点了人数，78名忍者重组成4个半分队，跟着宇智波优冲进了村落。他们依靠自己对村落的熟悉、对陷阱的熟悉，以分队的规模展开，对雾隐忍者进行绞杀。期间，宇智波优趁着无人注意，悄悄从腹部挖出了好几个指尖骨，这些伤口才开始迅速的愈合。但这个速度也就是比初级的医疗忍术好一点，远远称不上是不死身，否则他还真敢和哪个辉夜忍者正面硬干了。以人多打人少，以有组织打无组织，再加上地理熟悉，虎部队在战斗中尽情的绞杀进入村落的辉夜忍者。但等到最后一个辉夜忍者被杀，数十名辉夜家族的附庸忍者逃亡，依然是耗费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战斗的余波更是摧毁了九宝田村8成的建筑，虎部队的支撑点几乎被夷为平地，有不少人都在担心接下来的战斗自己这边还能不能坚持。宇智波优对此毫不担心，他甚至笑着说道：“为我们提供庇护的建筑最大的作用就是遮挡敌人的视线，让敌人不能完全掌握我们的情报，给我们争取到分散敌人后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废墟同样能够起到遮挡视线、分散敌人的作用，我们还是能够依靠这堆广阔的废墟和敌人周旋下去。说到底，这里并没有真正的被夷为平地嘛。现在我们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处理好我们的伤亡，尤其是我们的伤员需要立刻向火之国运送，让他们得到最好的救治条件。”是，我们明白了。这一战，宇智波家族的虎部队以9名忍者牺牲为代价，消灭了500多雾隐忍者，其中包括强大的血迹限界尸骨脉忍者。除了战死的牺牲者，还有14名忍者伤势严重，必须要尽快转移。这些伤员中，分队队长宇智波不时受伤最重，不但失去了双腿，还丢掉了左手，他已经无法继续做忍者了。痛苦悲伤的宇智波不时大声的哭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眼中的血轮眼成为了双钩玉。在退役的事实不可更改的前提下，这个突破就更让他伤心了。除了宇智波不时，还有4名宇智波队员觉醒了双钩玉，都是在目睹自己最好的朋友死亡、精神崩溃后出现了的晋升。换做其他的宇智波家族成员，尽管此时心中悲伤不减，但还是会兴奋莫名的炫耀自己的眼睛。但在虎部队内，宇智波优灌输的概念是，这样不受控制的晋升必然带来心灵上的巨大缺陷，最严重的情况是出现心灵扭曲，从此变得不再是自己，成为被血轮眼控制的奴隶。宇智波优将觉醒了双钩玉血轮眼的弟弟召集起来，认真的告知他们，尽管他们的力量随着血轮眼的晋升大大增加了，但在经过严格考验，确认他们的心灵没有问题之前，是不能担任小队长、队长的职务了。因此，他们不但不能替代伤亡的小队长和分队队长，甚至其中一位本来就是小队长的双钩玉还被撤销了职务，暂时成为最普通的队员。没有办法，虎部队中的指挥官主要职责就是指挥，他控制的不只是自己的生命，还有他部下的生命，不能不慎而重之。战后处理最简单的任务是处理敌人的尸体，随便找到一个被起爆符炸开的坑，将尸体丢进去，点燃大火焚烧就完了。这样既能缩小尸体的体积，还能避免尸体传播疾病的可能。雾隐忍者丢下了接近500具尸体，数量是很多的，但处理起来非常简单。真正困难的是虎部队自己的牺牲者和伤员怎么办？牺牲者的尸体还好办，一人使用1个风物卷，尽管有点小贵，但宇智波家族出得起钱，历来也都是这么处置的。但他们还有14名重伤员，有些伤员处理的不好，或者处理的不及时，都可能导致伤残，甚至增加死亡的数量。虎部队谁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宇智波优更不想。好在这件事并不需要宇智波优自己独立处理，他的上面还有木叶忍军，还有忍军的总指挥大蛇丸大人呢。大蛇丸是整个汤之国地区的木叶最高军事管理者，他手中掌握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
丰富程度不是宇智波鼬能够比的。现在的局势，久保田村两翼都被雾隐村打穿，木叶主力实际上已经回缩到第二线，虎部队防御的山包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但只要这个突出部不丢失，雾隐忍军就被切成两半，在受到侧翼威胁的情况下，更是不能大举攻击二线防线。木叶忍军主力那里不会有什么压力。鉴于久保田村的重要性以及虎部队的战斗成绩，在这里投入一分力量和资源，能够产生10倍、15倍的收益，大蛇丸绝对会倾尽全力提供帮助。宇智波鼬向他报告了战斗情报并求助后，仅过了18分钟，一队木叶忍者就带着充足的补给品和药品赶到了。有了专业的医疗忍者和专业的医疗器具、药品，伤员的事情自然就交给这些专业人士处理。宇智波鼬很明白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员处理的道理，但此时也不禁起了学习医疗忍术的想法，毕竟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更何况他的底子很好，能够治疗和调养忍猫们修炼仙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能够自己琢磨着线路的前进，对人和忍猫的身体了解相当深，精通经脉、自然能量和查克拉相关知识，补充医学知识和医疗忍术后，就能够成为一个不错的医疗忍者了。但宇智波鼬现在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看了一会治疗的场景，确认所有的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就离开了。现在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他处理，时间很紧张的，更何况大蛇丸居然也跟着过来了。他正在久保田村的废墟上四处查看，甚至毫不在乎地钻进了宇智波鼬他们挖掘的洞穴，仔细查看洞穴的结构以及在战斗中损毁的状况。大蛇丸甚至向虎部队的忍者询问，尽可能地了解战斗的经过和细节。他对于虎部队的2次战斗好奇到了极点。第一场也就罢了，100精锐的宇智波忍者完胜300杂鱼雾隐忍者，太正常了，也就是零伤亡有点意思。此时大蛇丸对于虎部队的精锐身份再没有丝毫怀疑，他只是怀疑是谁这么糊涂，竟然将这样精锐的部队当作炮灰派过来，害得自己疑神疑鬼、提心吊胆的。说实在的，大蛇丸一开始也不知道这群宇智波下忍这么厉害，要不是他发现了宇智波鼬的异常，又在对这个宇智波加倍关注的时候注意到了这些下忍的不同，他就会错过这么一支强大的忍者部队。错过了虎部队，就保不住久保田突出部，保不住这个突出部，说不定现在第2线也保不住，自己现在可能就在3线的汤泉城，苦恼于火之国国土防御的问题。而现在大蛇丸站在久保田村的废墟上，思考的却是反击时间的问题，差距之大让他也忍不住心生感慨，真是太幸运了。临战前几个小时的灵机一动，加上自己幸运而坚定的决断，在1天后获得了最大的回报，真是一步天堂一步地狱。大蛇丸了解的差不多了，正好看到宇智波鼬正在安排各种事务，指挥虎部队进行各种各样的战争准备。他走了过去默默倾听，发现宇智波鼬的安排中绝大部分是应对大洪水的攻势和装备。略微思考后，大蛇丸就明白了宇智波鼬的思路，忍不住连连点头。没错，当500人的辉夜一族忍者部队都失败了，甚至被打得接近全灭，雾隐忍军中就没有可以进攻的忍者部队了。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雾隐忍军的特殊结构造成的。当木叶忍者的实力超过了血祭县界3巨头独立应对的极限，雾隐忍者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全军齐上阵。毕竟谁也不想单独攻击这么凶悍的敌人，如果被人打掉了自己家族的主力，整个家族的衰落就不可避免，甚至会成为其他忍族口中的肥肉。比如说第一波栽倒在久保田村的倒霉蛋，如今他们在主力中的留守忍者已经无声无息的消失了，一起消失的还有他们携带的物资和装备。所以一旦遇到了硬茬子，就只能大家一起上，要死也是大家一起死，这样大家才能安心。问题是敌人只有不到100人了，久保田村的大势对于300-500人来说的，数千忍军却没法一起冲上去，就算大家一起去攻击，也得有个先后顺序。照奈火木叶的宇智波忍者的凶狠程度，前3波绝对是白给，后面上的岂不是占了大便宜？什么？组成各个家族的混合部队，然后每次都是所有家族一起冲？就问问你自己的心，冲锋的时候身后跟了个仇家，你怕不怕？你身前有个仇人，他宽阔的背影在你面前晃，你能忍得住不拔出忍具包里的苦物，然后插上去？雾隐村此时唯一的办法，恐怕就是高层大族联手，驱赶底层的小忍族和平民忍者，充当炮灰。为了弥补战力上的差异，水淹久保田村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前提。所以宇智波鼬准备各种防洪水的攻势和装备是非常有远见的。大蛇丸能看得出来，与自己同行的木叶忍者都对此感到莫名其妙。那些宇智波下忍对于鼬的决策同样无法理解，但他们却无比的信服，坚决地执行了命令。和骨头到现在还在熊熊燃烧的辉夜海也一样，大蛇丸也想要这样的部下。金色的蛇童来回扫视，很快就发现了关键点。这些宇智波的下忍的年龄都很小，还都是大蛇丸不熟悉的孩子，就是说他们出身宇智波的底层，之前并不受重视。原来如此，是反差待遇和年龄幼小的共同作用啊！难怪老师那么喜欢去忍者学校，那么喜欢出身平民的学生，道理都是一样的。不过老师选择平民忍者的孩子，明显不如宇智波鼬选择的宇智波底层好。说到底，还是血祭县界忍者家族的潜力更大，培养价值更高。这么说，绝嗣的血祭县界家族的孤儿更好。大蛇丸的脑子里从此多了一个深深的烙印，未来的孤儿院隐忍村就源自于这个深深的烙印。等到宇智波鼬处理完手头上的紧急事务，大蛇丸才招呼他：“宇智波鼬中忍，陪我走一走，我有些问题要问你。”宇智波鼬心中咯噔一下，他看得出来大蛇丸的心情很好，但那双蛇瞳里闪烁的好奇和兴奋有点不对劲啊。但作为整片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大蛇丸是宇智波鼬的顶头上司，他的命令是不容拒绝的。于是宇智波鼬只能顺从的低头回答道：“是，大蛇丸大人。”乖乖的跟着大蛇丸走了一段距离，宇智波鼬就被大蛇丸的第一句话震撼到了：“你来到汤之国，遇到15个敌人埋伏的事，
我都知道了。大蛇丸的话语带着浓浓的戏谑味道，他甚至笑着说道，一口气干掉15个敌人，这不愧是宇智波家族的后起之秀。但我最好奇的是，你怎么做到让他们的心机搅碎自己心脏的呢？大蛇丸瞬间感受到了一股淡淡的但又格外尖锐的杀气，忽的就戳透自己的身体，刺激的他心脏都是一缩，脸颊上瞬间出现了一抹不正常的血红色，然后又快速的消失了。大蛇丸禁不住感慨，真是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等级的杀气了，就如同刀尖顶着心窝一样，危险的感觉真是刺激。他暗自心惊的同时，连忙笑着缓和道，放心，这些调查报告我都烧掉了，是和那些尸体一起烧掉的。瞬间杀气消失了，宇智波鼬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用略带感激的口吻说道，真是太感谢了，大蛇丸大人，如果不是您帮忙，我真是要惹上大麻烦了呢。听到宇智波鼬的话，尽管知道这小子是在演戏，但大蛇丸的心还是陡然一松，袖子里捏好的手印也缓缓放开。真是个危险的家伙，宇智波家族怎会出现这样一个笑面虎？这比2代火影大人还要危险啊！尽管大蛇丸自有底气，还是位实打实的隐疾忍者，但世事难料且强大的忍者各有底牌，他是不得不小心谨慎。宇智波鼬以18岁的年纪，应该没有影的水平，但有没有能杀死影的手段，谁也说不好。不管怎么说，能够让他大蛇丸感到威胁，这小子藏着掖着的东西肯定不少。不要说宇智波鼬身上的中忍马甲，就是上忍也绝对不能反映他的真实实力。大蛇丸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脸颊，思考着一个问题，要不要把他收为弟子呢？自来也有了波风水门做弟子，每次见面都会和自己炫耀，让人肝火难消，就是欺负自己的弟子绳树死得不明不白。要不要收个更狠的弟子，让自来也闭嘴呢？随即这个念头就被大蛇丸自己打消了。太晚了，宇智波鼬已经18岁了，妥妥的成年人。大蛇丸收他做弟子，不但双方都很尴尬，而且根本养不熟。再说了，宇智波鼬的实力超过了上忍的平均水平，肯定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战斗风格，大蛇丸又能教他什么东西呢？忍者从来都不是什么都要学的，像3代火影那样什么都会，反而会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拖累实力的成长速度。尤其是在战术体系成熟后，贸然插入新的力量，不但不会提升力量，甚至可能造成力量的衰退。忍者的巅峰期就那么10年，过了45岁更是会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哪有时间搞什么破而后理？大蛇丸认真地看了看宇智波鼬，遗憾地放弃了这个新生的念头，以后还是做我的对手吧。他走到一处堆积的建筑废墟上，看着残垣断壁的久保田村，看着那一堆依然还在燃烧，时不时发生垮塌的古刺牢笼。大蛇丸感慨道，这里真不愧是战场的焦点，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啊。宇智波鼬，你和你的虎部队还能坚持吗？宇智波鼬不知道大蛇丸的心路历程，于是中规中矩地回答道，还能坚持。大蛇丸笑了，我看到你做的大洪水防范准备了，很不错，但这样还不足以抵消雾影忍者的环境优势。足够了，我只需要坚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哦，还有我没有看到的准备？确实是有的。好，居然对我也保密，算了，我会在战斗的时候看看你究竟为雾影忍者准备了什么。感谢大人的谅解，其实也不是对大蛇丸大人保密，实在是展示起来太麻烦了。大蛇丸大人，久保田村已经形成了突出部，无论虎部队战斗力有多强，也不可能独立击败上万人的雾影忍军。宇智波鼬紧紧地盯着大蛇丸的蛇瞳，直言不讳地问道，我们究竟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大蛇丸摇了摇头，给了个模棱两可的回答，我也不能确定。木叶村在汤之国的实力比敌人差1天，久保田突出部就有必要防守1天，直到木叶忍军的力量压倒雾影忍军。宇智波鼬皱眉道，大蛇丸大人，这是把雾影忍者的压力都压在我们这不足100人的身上了，这个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呵呵，压力确实大，但我给你的支持也会很大，绝对会倾尽全力。大蛇丸笑呵呵地问道，说吧，你想要什么东西？忍者、权力、钱、武器，要是我有的，你都可以拿走。他甚至笑眯眯地看向宇智波鼬，意味深长地说道，就算是要我来打头阵也没有问题哦。您开玩笑了。宇智波鼬的脸皮直抽抽，大蛇丸说这话的时候，本意是试探自己能不能容忍他近距离观察，自己的回答则是说请随便。但是他是穿越者，深知这条蛇后来的变态程度不断深化，变得可甜可咸，可男可女，可玉可罗，甚至自己和自己生下了孩子。有了这个变态的情报打底，是人都会想歪到10万8千里去。大蛇丸和宇智波鼬的对话接近尾声时，他最后又询问了一个问题，你需要援兵吗？有援兵当然好了，但是虎部队组织严密，贸然加入未经训练的忍者，反而会造成战斗力下降的。宇智波鼬想了想，又补充道，如果有宇智波家族的忍者，而且是18岁以下的年轻忍者，我就要。大蛇丸理解了宇智波鼬的意思，他点点头说道，我回去检查一下名单，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忍者就都给你送过来，不过你不用抱太大的希望，真2个条件加在一起还是很苛刻的。我明白，如果没有合适的援兵，就给我充足的补给、食物、手里剑、苦无和起爆符，尤其是起爆符，我要1万张。大蛇丸以为自己的耳朵出问题了，追问道，多少？宇智波鼬淡然地说道，1万张。没有。大蛇丸断然否定，他的声音中带有莫名其妙的气馁，自己刚刚说要什么给什么，结果但他是真给不了啊，1万张呢。食物、手里剑、苦无没有问题，但起爆符没有。不可吧，大蛇丸大人，堂堂木叶村居然连起爆符都没有储备。呵呵呵，想想你提出的要求中关于数量的描述，汤之国这么多木叶忍者，哪个不想要配几张起爆符？1000张我还能给你凑得出来，但你要的是1万张，想都不要想。
切，木叶村真废物，人家楠姐在10几年的时间里都能攒出来6000万张起爆符。小声嘀咕的姿态，抱怨的声音刚好被大蛇丸听得清清楚楚。他咧嘴眯眼一笑，开口问道：“就1000张，要不要随你？”要。1000张虽然还不能抵消他一场战斗的消耗，但当然也得要啊，这可都是钱，多多少少也能补充一部分损耗。接着，两人又对其他物资的数量交换了意见，很快就达成了协议。最重要的是，确定了虎部队防御任务的2个完成条件：坚持到大蛇丸完全准备好，发动对雾隐忍者的反击，或者再坚持30天不失手，虎部队就是完成了防御任务。这非常重要，足以决定虎部队的生死。按照商量的结果，虎部队完成任务的奖励会很丰厚，所有小队都得到一个 A 级任务记录。此外，每次战斗结束，宇智波优提交的战斗报告中可以提议5个 A 级任务奖励，其他小队不给予 B 级任务记录。还有，每杀死一个上忍也是一个 A 级任务奖励，宇智波优来指定受益人。按照忍者任务等级的标准，在任务中和敌对大忍村的上忍进行对抗，是 A 级任务的硬条件。战争期间，各个忍村的上忍会大量被动员，战场上遇到上忍的机会大大增加。但上忍的数量终究只占忍者总数的1%，从概率上讲，得干掉100个敌人才能遇到一位敌人的上忍。所以说，大蛇丸对虎部队是大放血了。当然，和3代火影后来对波风水门的放水一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水门短短18年的忍者生涯中，共计完成了323次 A 级任务，连下忍和中忍时代都算上，平均20天就完成一个 A 级任务。波风水门的实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想想就知道，为了让他能够得到这么多的高级任务，3代火影在背后需要付出多大的力气。当辉夜海野的骨头彻底烧毁，变成厚厚的一层白色骨灰时，大蛇丸带着支援的忍者离开了。他们带走了牺牲者的尸体，也带走了9名残疾或重伤难愈的重伤员。在医疗忍术的治疗下，有5名重伤员当场康复，尽显超凡世界的神奇。虎部队的人数恢复到了83人，重新编组为5个分队，就算是缩编了，还是有一个分队的队长必须要兼任支援小队的队长。但总的来说，虎部队的战斗力更强了，因为83人中有了7对双钩玉血轮眼，尽管不是分队队长，但却替代队长们承担起对抗高手的战斗职责。双钩玉血轮眼的能力正是复制，也可以称之为洞察，是战斗中极为强悍的能力。以现在的阵容发起之前的冲锋，5个分队队长就可以始终处于指挥位置，协调攻击、策应、支援、火力4小队的职责转换。虎部队在战斗中遭遇的伤亡至少能降低1半。所以说，宇智波家族就是战斗种族，只要有战争，只要有牺牲，就能越战越强，直到疯掉或成为万花筒血轮眼。但宇智波优不喜欢这样的晋升方式，他对7位新进的双钩玉血轮眼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做了最深刻的心理分析，确认了他们心理状态的异常。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他们起码也能当小队队长。还好自己给他们打下的基础不错，心理疾病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性格，属于可以挽救和治疗的范畴。最幸运的还是那些未开眼的孩子，连续的战斗和队友的牺牲对他们的影响同样巨大，但尚未开眼的他们精神力终究不足，情绪的波动带动精神力无法冲破宇智波优种下的心理屏障。因此这次战斗过后，有多人觉醒双钩玉，却没有一个人开眼。但战斗、厮杀、胜利、目睹牺牲，这都是能够让男孩一夜之间变成男人的重大变故。宇智波下人们的成长肉眼可见，只是被心理屏障强行压制下来而已。经过10个小时的缓冲，所有人的情绪稳定下来，战斗中的精神成长初步沉淀，现在正是最合适的开眼时机。不必担心雾隐忍者的攻击，此番辉夜家族遭到重创，雾隐忍军内部权力失衡，他们自己搞事情都忙死了，哪有心情对木叶忍者进行报复？当然，为了安全起见，宇智波优安排了双钩玉们负责值守，又拜托三轮雅士帮忙监视7个双钩玉，防止他们脑子抽风。他自己则带着76名宇智波下人来到废墟外面的平地上，在皎洁如霜的月光下整齐列队。宇智波优带着所有人扎下混元桩，以精神共享的方式引导众人放松精神，然后逐一解除他们的心理屏障。被压抑的精神力突然爆发，引发的波动甚至不亚于激烈的情绪。这是重压负重解除之后的反弹，是生命本身的自然反应。虽然效果不比激动的情绪差，但显然是不会有什么负面的效果。精神力勃发，轻易地越过了激活血脉潜力的界限，隐藏在血脉中的力量被激活，隐藏在大脑中的腺体开始活跃，吸收查克拉，产生了全新的力量——血轮眼瞳力。当血轮眼的瞳力出现时，宇智波男孩们的眼睛就开始变化，瞳孔迅速被血色侵染，而源自于大脑的瞳力投射到眼睛中，在瞳孔上映射出自己的勾玉形痕迹。首先是最年轻的宇智波们，几乎部分先后的觉醒了单勾玉血轮眼，然后从4位分队队长开始，双勾玉血轮眼也逐个的出现了。强大的瞳力一个接一个的爆发，掀起的力量风暴让警戒的宇智波为之侧目。宇智波优用最大的声音提醒所有人，所有觉醒血轮眼的人尽最大的力量的控制住自己的瞳力，不受控制的瞳力对眼睛是有伤害的，控制得越好，眼睛受到的伤害就越小，将来更进一步的可能性也会越大。血轮眼觉醒时，瞳力的释放是爆发性的，非常难以控制，尤其是因为极端情绪影响而觉醒的时候，往往人本身正是心神失控的时刻，强大的瞳力完全没有制约，甚至会对眼睛造成严重的伤害，以至于留下黑红色的血泪。只有宇智波优这样的修仙者，将宇智波血脉视为特殊体质，利用修行的成果反向开发身体潜力，才会具备足够的控制力，在觉醒时稳稳地控制住瞳力的爆发。不过现在的宇智波优已经不用担心了，他的身体获得了强大的自愈力，之前战斗中受到那么严重的创伤，在大蛇丸到来前也都愈合的连个疤都看不到了，而且他还没有感到生命力的流失，似乎并不影响自己的寿命，这真是最好的消息。
宇智波鼬一直怀疑初代火影牵手柱间的英年早逝就和他战斗中惊人的超级自愈力有关，也许就是在和宇智波斑那一战中，超级愈合过度的使用，不但抽取了初代火影的查克拉和自然能量，最后更是抽取了他的生命本源，消耗了他的寿命。历时1个小时的时间，虎部队的觉醒过程结束了，原本未开眼的宇智波全部觉醒，原本的单勾玉血轮眼中有13位晋升为双勾玉。就在这短短的1个小时内，虎部队的实力至少增加了1倍。最重要的是，这次晋升过程中，众人的情绪都大体保持了平静，没有因为负面情绪产生异变。宇智波们兴奋极了，完全睡不着觉的男孩们点燃篝火，兴高采烈的跳啊唱啊，发泄着年轻的精力。木叶这边是惊喜与兴奋交织，而雾影这边就是愁云惨淡，并且电闪雷鸣夹着狂风暴雨，骤然损失500名精锐忍者，对于辉夜一族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最起码在汤之国的雾影忍军中，辉夜练的话语权直接丧失过半，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但更为严重的损失是辉夜海野的死亡，辉夜家族失去的可不是一位精英上人，而是家主的继承人。想到这个消息传回雾影村的族中后，族长大人会震怒到什么程度？辉夜练整个人都萎靡了。鼎足而立的3巨头突然折断一角，剩下2大巨头的冲突就自然激烈起来。血之一族的灵和鬼灯家族的鬼灯朔月都有点猛，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但无形的力量在背后推动着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激烈争吵。尤其是辉夜一族损失惨重后，不得不让出来的诸多权力更是争得头破血流，暗地里的武力冲突发生了不止一次。这是权力失衡后重建过程中非常必要且无法避免的步骤。灵和鬼灯朔月明白的道理，他们背后的族人和依附者却无法理解，只有正面的对抗、斗争、流血，尤其是自己也流血吃痛后，他们膨胀的欲望才会冷却下来，老老实实的吃下自己能够吃下的那一份，不再折腾。只有各自利益集团消停下来，灵和鬼灯水月这才重新掌握局势，顺便将辉夜练找回来，恢复成3巨头掌权的模式。此时距离辉夜海野战死已经过去了整整2天。鬼灯朔月遗憾地说道，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情报显示木叶村已经有一批援军接近了边境线，我们已经不可能攻下汤泉城，时间上来不及了。林接着说道，现在的关键就得看云影村的反应了，如果他们攻击木叶村，我们就能将后备的力量抽调过来，用最大的力量推掉汤泉城。鬼灯朔月点头赞同道，没错，关键是云影的态度，但是影响云影态度最重要的因素却是我们的战绩啊，而这一切的关键都在这里。他狠狠地点了点地图上的一个点，那里被好几种颜色的笔标注，不同色彩的圈让中间那个名字格外的刺眼。九宝天村，都怪辉夜一族的蠢货，500人牛皮哄哄的杀上去，却被人打得全灭，只回来了30-40个附庸忍者。林瞥了一眼默不作声的辉夜练，冷冷地说道，就那些好不容易回来的忍者，还被某个莽货杀了个干净，害得我们连战斗经过都搞不清楚。辉夜练声音嘶哑地说道，问了也没有用，他们被木叶忍者用火盾、火弹打了个人仰马翻，接着跟着人群糊里糊涂地冲进了村庄，然后看到了海野的骨刺牢笼，看到了他的骨头被火焰焚烧，然后就糊里糊涂地跑回来了。对你们有用的情报只有一条，木叶忍者中有大量的开启了血轮眼的宇智波家族忍者。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用布满血丝杀气腾腾的眼睛看了2个巨头一眼，冷冷地说道，只有这一条。对于辉夜练的眼神，鬼灯朔月完全不放在心上，他小声地念道，宇智波家族的忍者大量的血轮眼确实是不好对付。林皱起眉头，苦苦思索着什么，良久之后说道，我从未听说木叶村由宇智波家族忍者组成的部队，他们不都是分散使用的吗？呵呵，这谁知道呢？也许是上一场战争中，他们和沙隐村的傀儡式部队、岩隐村的爆破部队打得多了，照样子建立的新部队。总之，我们的目标就是九宝田村，就是那支有大量宇智波忍者的木叶部队，消灭他们给云影忍者看，让云影忍者选择木叶作为敌人。听到鬼灯朔月长篇大论的讲道理，辉夜练不屑问道，谁去攻击？先说我辉夜一族可没有力量再上了。鬼灯朔月和林相互对视一眼，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他们两家谁也不能上，万一在上面遭到重创，好不容易平衡的权力会再次失衡，必然再次兴起权力斗争，天知道会耽误多少时间。到那时，云影忍者只要脑子没问题，就会毫不犹豫地扑向雾影忍军，木叶忍者也会发动反击，他们就只能灰溜溜地丢弃物资，退到海上去了。林叹气道，没办法，只能让其他人上了。鬼灯朔月也是点头，对，不能总是我们3大血祭县界忍族在牺牲，下面的忍族都得为雾影村流血牺牲。辉夜练也来了精神，狞笑着说道，说得好，我家的海野都战死了，他们怎么能站在安全的地方看呢？3个人取得了一致后，雾影忍军的作战计划就确定了。九宝田村已经是突出部，三面都直面雾影忍者，3大血祭县界忍族各占一边，充当督战队，驱赶其他忍族和平民忍者，对木叶忍者发起饱和的持续攻击，用20倍、30倍甚至50倍的绝对人数优势将敌人活活淹死。辉夜练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么多人冲那么小的个村子，大部分人都只能被挤在后面，有劲都使不上，这可怎么办？林和鬼灯朔月对视一眼，无奈地摇了摇头。林解释道，肯定是不可能一拥而上的，以1500人为一个波次，一波一波的发动冲击，能最大程度的消耗敌人的体力。鬼灯朔月接着说道，轮不到冲击的忍者全都在外围使用水盾，不管什么忍术，也不用担心攻击不到九宝田村，我们要的就是用水彻底淹没这个该死的村子。只要大水淹没了战场，该死的木叶忍者就会像老鼠一样在洪水中等待我们的宰杀。好，辉夜练来了精神，他兴奋地说道，这样一定能够将那些木叶忍者杀光。这么好的主意，之前怎么不用呢？之前绝大部分的人都在前线作战，哪有这么多的忍者干这种事？
也只有现在攻击汤泉城无望了，我们才能把兵力都抽调回来，水淹一个高地。月之国双影村此时已经是完全被云隐忍者控制，双影村首领的房子自然也被雷影占据。雷影在雾影舰队靠近前就到了这里，当时他就判断，从未打过硬仗的雾影绝对没有胆子直接登陆雷之国，也不会登陆火之国。雾影的目标只能是月之国和汤之国，而月之国是雷之国的绝对附庸。为了避免雷之国的利益损失过大，他专程赶到双影村，就是为了能够第一时间反击雾影，将他们赶下海去。雷影甚至从汤之国抽调忍者，加强月之国的力量。结果雾影舰队攻击了木叶占据的汤之国，登陆后更是一路向西南方向进攻，似乎一门心思要打到火之国去。为了防备雾影舰队用了障眼法，雷影没有第一时间离开，而是继续坐镇月之国，等待更加明确的情报。在双影村首领装饰豪华的大院子里，雷影居住了1周。在短短的7天时间里，雷影的日常锻炼几乎摧毁了整座建筑。优雅华贵的水塘、空竹、石灯、松树和围墙全都变成了4分5裂的渣渣。此时刚刚完成修炼的雷影正在听取最新的情报，他对于木叶忍者守住了久保田村突出部感到十分的好奇，着重听取的就是与此相关的情报。听到木叶忍者部队在第2次战斗中全灭了辉夜一族的500多精锐忍者部队，3代雷影感慨地说道：“如果他们再胜利一场，必然成为最强的忍者部队。”沙影村搞了20年，开创傀儡式部队；岩影村15年积累，有了爆破部队；雾影村也搞出来个什么7大刀，可笑的玩意。唉，7大刀再可笑，人家也搞出来了点东西。我们云影村努力了10年，至今甚至都没有个合适的方向。在这几天之前，我从未听说木叶村要搞什么忍者部队，这支部队好像就是随便组织起来，怎么会如此的强悍呢？真是让人羡慕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上人土台也忍不住摇头，木叶村的人力和财力真是想想就让人无力。3代雷影擦去了身上的汗水和尘土，命令道：“走，去汤之国。”3代雷影，我们打谁？打谁？雾影忍军输定了，我们云影的去痛打落水狗。3代雷影说：“雾影输定了，那他们就是输定了。”快20年了，3代雷影的判断从未出过错，如今的云影忍者已经习惯了，对于他的判断再也不会有任何的怀疑。随着3代雷影的命令传达下去，月之国的云影忍者迅速集结，向汤之国进发，直扑雾影舰队目前驻留的位置。雷影还下达了个命令，让艾和比尽快和我会合，我带他们去见识见识那支木叶的忍者部队，说不定能激发灵感，找到我们云影创建精锐部队的思路。土台领命，立刻安排忍者发布命令。当他做好这一切的时候，雷影已经大步流星地走远了，他要在第一时间赶到前线，带领云影忍者开启战争。20年来，每次和4大忍村开战的时候，3代雷影总是站在所有云影忍者的前面，带领着大家向前冲。土台看着雷影壮硕的身影越走越远，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也许当年金角银角兄弟的叛变其实是天大的好事啊。在那场灾难中，云影村失去了一半的忍者以及2代雷影大人，但继任的3代雷影却是更加优秀，甚至接近完美的领袖。而木叶村虽然仅仅失去了一个千手飞肩，但继任的3代火影本人却是命运赠送给4大忍村最大的惊喜。在3代火影的指挥下，第2次忍界大战中，木叶村打得毫无章法，最终形成了4大忍村围攻木叶的盛况。如果不是木叶白牙横空出世，以一己之力打崩了沙影村，他们真的有可能灭亡木叶村的。这在2代火影的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千手飞肩不仅仅是位禁术大师，他还是个了不起政治家和超凡的外交家。他所领导下的木叶村从来没有和2个忍村同时交战过。第1次忍界战争中的木叶村实际上是连续进行了3场对单个忍村的战争。在千手飞肩的外交努力下，沙影村和木叶村的忍者甚至没有发生1次战斗就结束了战争状态。土台完全无法想象千手飞肩是用什么理由说服2代风影在木叶村和岩影村大战时保持了绝对的中立。幸好他死了。宇智波优看着眼前的10几个晶莹剔透的珠子，脸上的表情十分古怪。三轮雅士询问道：“这是什么东西？能吃喵？”宇智波优的表情更加古怪了，他迟疑了一下，回答道：“这是辉夜海野的遗骸，是我从那堆小山一样的骨灰里发现的。”三轮雅士的表情也变得无比古怪，他甚至做出了呕吐的动作。这种在烈焰焚烧后出现的硬珠子，应该是他的身体精华凝聚在骨头上形成的。这东西有个专用的名字，叫做舍利子。一般来说，人的遗骸是不能吃的。好喵，我知道了喵，你不要说了喵。哦，三轮雅士一溜烟的跑掉了，留下了宇智波优一个人，看着10几颗舍利子，默默的思考着。这里面似乎封存着某种可怕的力量，可能力量的强度不高，但力量的层次绝对不一般。我该怎么提取这里面的力量呢？吃？哦，不行，过不了心理关，慢慢想别的办法吧。宇智波优收好舍利子，撇着嘴装了一袋骨灰，来到一块刚刚翻过的土地，将骨灰均匀的撒了进去。下一场战斗可能会伴随着一场洪水，到时候这些骨灰绝对会被冲走。宇智波优决定尽量的收集一部分埋到翻开的土地中，只要压实了，洪水就很难将它冲走。等到洪水退去，掺杂了骨灰又浸透了水分的土地，就是最上等的菜地。在久保田村待了3天，宇智波优面对着村落周围肥沃的土地，想要种点什么的本能开始发作起来。于是趁着休息的时间开始收集骨灰，免得被洪水冲走，浪费了这上好的灵肥。谁知道还能在骨灰中有意外的发现，辉夜家族的忍者竟然有舍利子产出，这让宇智波优好奇心大盛。他暗暗下定决心，未来如果有机会，一定要逮住几个辉夜忍者，好好研究辉夜一族和尸骨脉的秘密。毕竟在修仙小说的设定中，舍利子和金丹总是有那么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尽管正统修仙中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都到了忍界了，鬼知道是不是有关系呢？总之，值得宇智波鼬花费时间去研究一番。就算是研究发现两者毫无关系，尸骨脉本身也非常值得研究。这个血迹限界和什么冰盾、熔盾、灼盾完全不同，而是和血轮眼、白眼一样，直接源自于大筒木一族的身体。而大筒木一族绝对是超脱之上的高阶生命。按照道家的理解，这个长生不灭的种族，要么归类到天生的神明或天人族，要么就是归类到域外天魔的范畴。总之，都是和仙并列的存在，都是绝佳的夺舍目标。当然了，如果能够通过研究回溯血脉，身体返祖成为大筒木之身，对于修仙来说比夺舍更加合适，与修炼成仙一样，是生命本质的超级飞跃。畅想着未来的目标，宇智波鼬的动作越来越快。他不断地将骨灰均匀地撒到地面，翻动土壤与骨灰充分混合，然后趁人不注意使用土灵、土遁术，将混合好的土壤液化后再凝固，制造成防水的板结硬块。在他的努力下，到了第4天的黎明时间，辉夜海野的骨灰竟然被他处理掉了一小半。而雾隐忍者的第3次进攻开始了。乌泱乌泱的雾隐忍者从3面同时围了上来，他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多，竟然到了人挤人、人挨人的程度，这不是忍者应该有的样子。虎部队的宇智波们看到如此多的雾隐忍者，一时间竟然有些不知所措。这些在战火中历练过的男孩们也有种被人数吓到的感觉。人少怕人多，人多壮怂人胆，这是人类的动物本能。但宇智波鼬却毫无畏惧。忍界因为查克拉的关系，从冷兵器的武士时代突然跳跃到了忍者时代，中间不知道越过了多少战争形态。忍者们在战争的实践中选择了小队的组织方式，本能地采用了稀疏队形和隐蔽优先的正确战术原则。但忍者们终究没有亲自体验过以绝对人数优势排列成高密度的队形，冲击具有强大攻击力的防御者究竟是怎样的悲剧。宇智波鼬也没有体验过，但他却深刻地明白，因为在蓝星的索某姆河边，呆牛和法基用1天6万的惨烈伤亡，向蓝星的所有人证明密集队形冲击密集火力的下场。看到雾隐忍者今天的样子，宇智波鼬激动的心脏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但他可不是高兴。雾隐忍者摆出这样的姿态，这可不是用数百人冲击的样子，而是要上千人一起冲上来。如果不在敌人冲锋的路上直接打垮雾隐忍者，被10几倍的敌人靠近打进深肉搏战，虎部队的宇智波们也必死无疑。可在半路阻拦射击的话，一定会造成一场震撼忍界的大屠杀。作为指挥官的宇智波鼬将会名扬忍界，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人物。看着越来越密集的雾隐忍者，宇智波鼬心中越发苦恼，他甚至有种冲动，想要仰天长叹：悠悠苍天，何伯于我？宇智波鼬当然想出名，他都出头组织虎部队了，当然是想做出成绩，然后以之为争夺族长宝座的资本。但他不想出如此大名，名气太大了，反而是要坏事的。当宇智波鼬成为闻名忍界的大人物，他对人说：我只是想做宇智波族长，而且我只做10年族长就退休，3代火影他会信吗？3代火影当然不信，他连最坚定的火之意志信仰者齐木硕茂都不信，何况是一个宇智波的宇智波鼬。幸运的是，宇智波鼬他真的心怀鬼胎。在3代火影集团怀疑你是敌人的时候，你最好真的是，因为对于确定的敌人，他们反而顾虑重重，不敢轻易下手。为什么团藏会毫无顾忌地对付齐木硕茂、宇智波止水、日向日差，甚至包括外村的弥彦、掌门、小南？不就是因为他们和木叶村的关系紧密，只会尝试用语言反驳，而不会用武器反抗。宇智波鼬却是早就将志村团藏和3代火影视为敌人，他接受的教育是只有打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因此他发现根部稍有跟踪自己的苗头，就会直接用武力扑杀。等等，我现在好像不需要害怕团藏了。宇智波鼬突然发现自己不用再担心志村团藏了，甚至有资格正大光明的摆明态度，公开宣称老子就是看不起团藏。之前隐藏自己是因为自己的实力不足，志村团藏有能力无声无息地暗杀自己。但今天的宇智波鼬已经不再脆弱了，也许他打不过3代火影，但只会风遁的志村团藏算得了什么？自从干掉弥彦后，他还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战绩吗？对，只要实力够强，反对的态度越是鲜明，志村团藏越是不敢搞事情。如此一来，名气大的负面效果不存在了。宇智波鼬在这里不论打出多么夸张的战绩，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宇智波鼬微笑着将铜哨塞进了嘴里。这时三轮雅士突然出现在他的肩膀上，焦急地对他说道：怎么办喵？哟，雾隐这是疯了喵？我们该怎么撤退喵？宇智波鼬叼着铜哨，用手指轻轻地挠了挠小猫的下巴，笑着说道：雾隐确实是疯了，但我们不用撤退，完全不用。喵！他们完全不知道用这样密集的队形冲过来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就让我来好好给他们以及整个忍界上一课，补上这块短板。尖锐的哨声响起，铿锵有力的节奏传递出十分简单的战术安排。宇智波鼬要求所有分队合并，以小队为单位，构建2排队列，朝向左右2个方向的敌人。所以宇智波使用火遁、凤仙火之术，攻击150米至300米之间，哪怕有人冲过来也不用管，全都交给分队队长处理。攻击持续到敌人撤退时，或者上忍及以上级别忍者攻击时才能停止。宇智波鼬安排的战术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破绽，因为实在是太过明显，分队长们不得不用哨音询问阵列中央正对敌人主力的方向怎么处理。宇智波鼬同样用哨音回答：我来处理。第一波雾隐忍者在背后3大忍族的驱赶下，咬牙切齿地咒骂着开始了冲锋。他们在奔跑的过程中本能地尽力拉开了彼此间的距离，但1500人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竭尽全力的拉扯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都不超过3米。当他们接近到500米的时候，
分队队长们的哨声响起，宇智波的下忍们开始统一结印，用相同的步骤施展火遁、凤仙火之术。这个 C 级忍术和火遁、好火球之术并称火遁双废，号称永远不曾命中敌人的术。宇智波忍者作为最擅长火遁的忍者，可以说每个正式忍者都掌握的4个火遁中必然包含好火球和凤仙火。他们对于好火球之术的应用主要辅助，比如一轮攻击无效后，在战斗间隙衔接下一轮攻击，或者遮挡敌人视线，趁着好火球的掩护施展瞬身术、变身术，或者移动位置改变战术。而凤仙火的用法就更废了，就是在双方对峙的时候，实在找不到对方的破绽，就用凤仙火逼迫对手移动，动起来就一定会有破绽，然后忍着就能针对敌人的破绽展开攻击。这2个术的弱点就是速度，火焰飞行的速度太慢，实在是追不上忍者，哪怕是出其不意的发起偷袭都不行。这2个术的声光效果实在太强，再怎么突然使用会被忍者及时发现，然后轻松的闪避过去。但必须要认识到的是，好火球和凤仙火是能够杀人的，而且这2个术都是触之即杀的大威力火遁，远比火遁、火弹这种爆炸性的忍术更加致命。否则敌人也不可能见到这2个术就立刻闪避或施展忍术进行抵挡。宇智波鼬很早就意识到，如果火遁、凤仙火的密度达到无法闪避的程度，是不是就会发生质变，成为忍术中的马克沁呢？当雾影忍者看到对面的升起一朵朵鲜艳漂亮、形如孔雀尾羽的火焰时，雾影忍者们哈哈大笑，谁能不认识这种废物火遁呢？只要我稍微一个闪避，闪！第一排的雾影忍者突然发现，面前的凤仙火的数量太多了，向左向右和向前都只能是撞到另一朵火焰。雾影忍者们自然而然的就向后撤退，却骇然发现自己撞到了身后的同伴，他们竟然完全没有向后闪避的余地。默认毫无威胁的忍术越逼越近，雾影忍者们再也没有了丝毫的轻松，他们停下来，迅速结印，然后口吐大水。水遁、水冲波、水遁、水连弹、水遁、水牙弹、水遁、水乱波，各种各样的低级水遁忍术迎上了漫天飞舞降落的火焰，2种忍术的正面对冲，结果自然是水遁大获全胜，将冲击过来的火焰熄灭。但没有一个雾影忍者开心，因为他们发现水遁只能熄灭接触到的几朵火焰，而这点数量对于漫天飞舞凤仙火来说微不足道。凤仙火最大的特点就是火焰数量多，只要施术者舍得查克拉，一口气吹出大几十朵火焰并不费力。想要阻止火焰的攻击，就必须持续不断的使用水遁，才能阻挡源源不断的火焰，双方的查克拉消耗差距极大。而且虎部队成员素质均匀，全员都是开启血轮眼的宇智波忍者组成，是不折不扣的精锐。雾影忍者则是被驱赶的小忍族忍者和平民忍者，水平不但很低，还参差不齐。有的雾影忍者能够轻松的连续使用水遁忍术，但也有人只用了2至3次忍术就查克拉告急，后续乏力。而且雾影忍者还缺乏组织和领导，别说整齐划一的使用水遁忍术，就连共同反击都做不到。在第一轮水遁过后，雾影忍者这边就出现了混乱，有些人放弃了忍术，开始向前冲，凤仙火穿过了他们造成的水遁间隙，落在了雾影忍者群中。顿时雾影忍者的惨叫声响彻天际。巴掌大的凤仙火从内到外呈现不同的颜色，这是因为其中心温度极高，外围温度较低的缘故。当凤仙火落在人体上，中心的高温火焰会迅速烧穿衣物，并且炙烤的皮肉滋滋作响。如果不能及时熄灭火焰，燃烧的面积会迅速扩大，人的皮肤会大面积烧伤，非常容易引起致命的脱水症，也有可能导致烧伤性休克。当惨叫声响起，雾影忍者就彻底乱了，有人向着村落施展攻击性水遁，有人使用了雾影之术遮挡视线，有人使用水障壁的防御水遁忍术，更多的忍者不顾一切的向前冲击，想着只要冲进木叶忍者中，就能够摆脱被凤仙火覆盖的危险。总之，那叫一个乱七八糟。混乱的结果就是水遁更加无序，拦截熄灭的凤仙火，火焰更少，更多的火焰落到了人群中，造成了更大的杀伤。雾影忍者就此陷入了恶性循环中，不可自拔。发动攻击的第一波次，1500名雾影忍者没有一个能够冲到200米的距离。那些停留在原地施展忍术对抗木叶忍者火遁的雾影忍者，被连绵不绝的凤仙火火焰困在原地，动弹不得。那些不管不顾向前冲锋的雾影忍者，在离开了水遁的掩护后，全都被密集如暴雨般的火焰命中，倒在冲锋的路上，变成了一堆堆燃烧的篝火。还有些雾影忍者被死亡吓得昏了头，竟敢掉头向后逃跑，自然被血迹献界忍族忍者充当的督战队逮住，当作叛人砍掉了脑袋。此时的战场混乱不断加剧，喊杀声、惨叫声、命令攻击的声音、火焰燃烧的声音、水遁和火遁冲突的蒸汽喷射声响彻天际。火焰和各种水遁交相碰撞，炸裂成大团小团的白色水蒸气，更有雾影之术制造的浓雾四处飘荡。所有人的视线和听觉都被严重削弱，雾影忍者在战场上接收不到任何的命令。雾影高层彻底失去了对战场的控制能力，他们能够做的只有逮捕并杀死后退的雾影忍者，然后派出更多的忍者冲上战场。木叶这边也是大受影响，宇智波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忍术是否命中，也看不清楚是不是有什么水遁忍术向自己飞了过来。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宇智波们本就是根据小队长的命令，向固定的位置持续发射凤仙火，根本不考虑是不是击中了敌人。而且他们此时都蹲在各自的坑里，坑的深度达到了3米，站在里面的忍者连头都没有办法露出地面，不用担心被水遁击中。如果真有水遁能够命中单人坑，那就是老天要你命，谁也没有办法救人的。为了这场战斗，雾影高层集中了整整9000名忍者。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不可能瞒得过战场上的敌人，木叶忍者、云影忍者都尾随而来。此时他们也被喧嚣激烈的战场所吸引。
不知道多少侦察忍者看到了战场上这恐怖又令人难以理解的战斗场面，忍者们甚至在怀疑人生。凭什么不到100人的火遁忍者打得2、3千水遁忍者寸步难行，死伤惨重？水遁克制火遁的道理难道是错误的？战场上的火遁明明是遇到了水遁就会熄灭，但整体局面又是密密麻麻的火遁压制了同样铺天盖地的水遁。大战吸引过来的还有真正顶尖的忍者，木叶村的冷军大蛇丸以及云隐村的3代雷影，他们几乎是同时看出来了火遁占优的秘密，并不是火遁克制了水遁，而是秩序和纪律碾压了混乱和无序。木叶这边的忍者部队纪律严整，阵型严密，使用完全相同的火遁，连绵不断，稳定均匀地洒到了雾影忍者的头上。雾影这边的忍者们彻底混乱，各行其事，使用的水遁五花八门，相互之间的干扰，甚至大国对火遁的对抗，只有零零星星的水遁才能反击到木叶这边。偏偏木叶忍者躲在深深的坑洞中，零星的水弹、水柱无法造成任何的威胁。大蛇丸和3代雷影将自己麾下的忍者带入到战场，分别替代雾影忍者和木叶忍者。虎部队却发现，如果防御根本做不到木叶的严整绵密，如果进攻也不可能比雾影忍者做得更好。他们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确认了木叶忍者、虎部队的厉害。接下来两人的心情就大不一样了。大蛇丸是满心欢喜，这毕竟是自己的麾下部队，有什么秘密都不用宇智波鼬告知，他随随便便就能搞到。背靠木叶村的无限资源和无限人力，多复制几支类似的忍者精锐部队，自己的未来和木叶的未来都大为可期。大蛇丸呵呵地笑了起来，他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因此笑得格外肆意，流露出一种强烈的非人味道。宇智波鼬，我上次就觉得他像是2代火影大人，现在看来更像了。虎部队怎么看都是未来忍者军团的发展方向，我们木叶村又一次在制度上走到了忍界的前面，不错，真不错。和大蛇丸不同，3代雷影的心情却是忧愁和喜悦交加，充满了矛盾。木叶村在忍者部队的建设上开创了全新的道路，就像当年初代火影牵手柱间创建忍村一样，他们还有那么多的资源和优秀忍者，弄不好又要领先数十年，甚至都不用考虑未来，只要按照这个模式扩散开，云隐村在这场战争中就会被木叶村轻松压倒，重现40年前那种绝对的一家独大。云隐村未来得到什么时候才能超过木叶村，成为忍界第一忍村呢？3代雷影深深地看了一眼战场中心，问道：有人知道这支木叶忍者部队的情报吗？围绕在他身边的参谋们赶紧搜肠刮肚，思索和木叶有关的情报，但很快所有人都摇了摇头。土台作为参谋们的代表，站出来回答雷影的问题：雷影大人，我们没有收到和这个部队相关的任何情报。3代雷影似乎也不生气，他平淡地说道：那就重点收集这个部队的情报，发动我们的间谍，不惜代价的搜集情报。他转过身来，看着土台说道：我觉得我们云隐村的精锐部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尽最大的努力收集最详细的情报。如果能够弄到这个部队的人员挑选标准和具体训练方法，不论是谁，我都会给予重赏。土台，告诉情报部门的所有人，只要能够弄到手，所有参与者全部奖励 S 级任务记录，全部人都有。我明白了，雷影大人，我会向所有人发布这个重点任务。不，你还不够明白，土台。3代雷影指向战场中央，认真的说道：你看，区区几十人的忍者部队就能压住20倍甚至30倍的敌人，这可是太大的变化。就像43年前牵手柱间和宇智波斑建立木叶村一样的大事儿，凡是跟不上时代变化的势力，统统都要被滚滚前进的时代所淘汰。倭之国的倭隐村仗着自己实力强大，不但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还要建立一个家族的忍村。不管这个忍村有多强大，都和过去的忍者家族没有区别。他们不能汲取平民中的优秀者，就是缺乏基础。你看，那个贱兮兮的草隐村被我们摧毁过，被岩隐村摧毁过，沙隐村和木叶村也都干过，还不是每次都能够重建？还有鱼隐村，上一场战争中被3大忍村反复蹂躏，鱼隐村被攻破了多少次？哪一次不是又把建筑修好，继续存在？半藏一个人再强，也不可能比整个倭隐村的实力相提并论。他们为什么能够重建？就是因为有了大量的平民和平民忍者，能够在忍村中享受和平安定生活的他们，能够源源不断提供平民忍者的他们，才是忍村存在的根基。而我们这些高级忍者不是，凡是没有这个基础的，就是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生存下去。所以倭之国被灭，倭隐村被摧毁后，就再也无法重建，彻底消失了。3代雷影感慨地说道：你们看，现在一个新的力量趋势出现了，又是能够改变忍村力量对比，造成时代落差的变化，云隐村绝对不能错过，否则我们可能会像倭隐村那样，很快消失在历史中。现在你们明白你们的责任了吗？我们明白了，雷霆大人。3代雷影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最后又看了一眼激战中的战场，皱眉道：非常厉害，但人不够，至少少了50人，导致中央部分只能靠两边覆盖。只要雾影继续攻击，他们就能穿过中央的火遁缺口。他们打算怎么应对这种情况呢？雾影忍者被打得太惨了，当反击越来越让人失望的时候，他们本能的开始运用雾影之术遮挡自己。当雾影忍者躲进了大雾中后，他们就看不到漫天的火焰，也看不到落到身边不远的火焰，就连其他忍者的惨叫声也变小了，喧嚣的战场陡然间就变得安静下来。这一切都让雾影忍者感到了心安，产生了雾影之术确实保护了他的错觉，于是更加专注地施展雾影之术，直到几朵凤仙火受到命运的指引，巧合地击中了他的身体，将他打倒在地，焚烧成一团人形篝火。虎部队的宇智波们只是按照命令对指定地点进行持续的攻击，那里有没有敌人他们都不关心，那么有没有雾影之术自然也没有丝毫的关系。该死的，还是得死。错觉让越来越多的忍者施展雾影之术，大雾越来越浓。
雾影高层很快就从看不清战场变成了彻底看不见战场。他们不知道前线打成什么样了，只是知道还没有和木叶忍者近战。为了能够获得胜利，他们只能不计成本的投入忍者，试图用绝对优势的人数将木叶忍者压垮，开辟出来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随便一个忍者都知道，用 C 级火盾忍术击杀一个忍者，那是何等荒唐的谎言。火盾真正有杀伤力的忍术全都是 B 级，所以前线的惨叫也好，抱怨也好，全都是假的，是这些小忍族的忍者和平民忍者试图欺骗我们这些指挥官，好让他们能够退下来避开危险。没有任何一个雾影高层意识到，前线的雾影忍者正在遭受恐怖的杀伤，承受着巨大的伤亡。他们固执地相信冲到前线的忍者没有死，他们只是在消极进攻，甚至是在某个角落里装死。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在雾影村底层的平民忍者中，装死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小把戏。高层忍者对此非常的鄙视，但那只是他们不理解而已。事情其实很简单，钱没给到位啊。同样的任务标准，同样的任务难度，雾影平民忍者完成战争任务获得的奖金只有木叶忍者和云影忍者的1/5。虽然所有雾影忍者都是这个价码，但那些大忍族的忍者可以得到家族的补贴，总收入不比其他忍村的忍者少。而平民忍者没有家族，从哪获得补贴呢？小忍族也没有钱补贴自家的忍者，毕竟钱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最让人不满的是，大忍族拿出来补贴的钱并不是自己挣的，也不是他们的产业赚取的，就是从村子拨付的军费中克扣下来的。这是和明末的大明军队一样的套路，军费被指挥官结下80%，用来补贴自己的嫡系家丁，底层的士兵只要不饿死就行。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还是在一个忍村内，这些所谓的机密岂有保密40年的可能？小忍族和平民早就知道了，他们当然不愿意在战争中努力作战，装死已经是很平和的办法了。真有脾气的早就叛逃了。虽然当了叛忍后更危险，但挣的钱说不定都比战争期间的雾影忍者挣得多，也难怪雾影村是流浪忍者的主要源头。就像法纪的将军们一样，3大血祭县界忍族的指挥官谁也没有去前面看一眼，就对下层忍者下达了去死的命令。但是歪打正着，随着人命的不断堆积，密集火焰中的那条安全路线被发现了，终于有雾影忍者从正前方走过了火力覆盖区域，走进了150米的范围。这些走出来的忍者数量还不少，数以百计呢。宇智波优就站在这个火力覆盖的缺口位置，眼看雾影忍者已经突破，他再次吹响铜哨，示意两侧的虎部队成员将火力转移回去，将正面全部交给自己。然后他结印按在了地面上，展开一个放射性的通灵阵。通灵术，梨花将召来。三轮雅士响应召唤而来，他笑嘻嘻地说道：“就知道你在这个时候需要我的帮助，喵，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喵。”宇智波优也笑了，问道：“猫又没来，是你特意不让他来的？”喵，有我一个猫仙人，难道还不够喵？哈哈，够了，足够了，真的喵。哟，我为了猫城堡，没让猫又一起来，你不会怪我喵？不怪，当然不怪。梨花将，你的想法是对的，这件事是我想错了。宇智波优将三轮雅士抱了起来，放到自己的右肩上，认真地解释道：“是我高估了猫城堡的风险承受能力，低估了自己的地位和实力。现在重新审视过后，我发现自己过高的估计了巨大名气可能带来的危害，也太过低估了自己和猫城堡2位猫仙人一起作战的影响。对不起啊，三轮雅士。没关系，没关系的喵。”梨花猫开心的眼睛都弯弯的，用脑袋狠狠地在铲屎官的脸颊上蹭来蹭去。有你能想明白，还不怪我自作主张，我很开心喵。宇智波优哈哈大笑：“梨花将，我怎么可能怪你自作主张？不要说你的做法是对的，阻止了未来会对我造成巨大伤害的错误。就算是你做错了又怎样？梨花将，你自己过来了，和我一起面对雾影忍军，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我开心的很呢。喵哦，你我是道侣喵，就该并肩作战喵。对，梨花将，你就是我的道侣。”突然，雾影忍者的嘶吼声打断了仙人们的交心，他们带着烟熏火燎的味道，甚至是带着未曾熄灭的火苗，挥舞着武器向宇智波优冲了过来。杀！宇智波优的眼神变得无比锋利，饱含杀气地看向这些敌人，从牙缝里蹦出冷冽的精音：“替我聚集自然能量，帮我打好掩护，让我们合作放一把大火。”三轮雅士站起来，从肩膀跳到头顶上，全力聚集火灵自然能量，汇聚在他的嘴巴里。宇智波优双手合十，调动经脉内的自然能量，从身体细胞中榨取海量的火遁查克拉，汇聚在双手之间。大蛇丸惊奇地看着突然出现的梨花猫，他认出来这是猫城堡的猫仙人，而且认出来他在聚集力量，聚集的是自己感知不到的力量，是自然能量。他几乎在瞬间就猜到了，然后唰的从怀里掏出2张符纸，其中一张是沙隐村送来的那个自然仙人的自然能量试纸，另一张是大蛇丸仿制的成品。果然，仿制的自然能量测试符纸迅速变色，证明附近出现了高浓度自然能量聚集。等到变色结束，大蛇丸小心翼翼地将2张符纸放在一起，然后他笑了。还好，那个自然仙人不是宇智波优，能在木叶村找到一个对手挺不容易的。如果宇智波优是木叶的敌人，那可就太遗憾了。说完，大蛇丸认真地处理好新变色的符纸，防止未来出现褪色或进一步变色的情况，并在上面写下猫城堡三轮雅士7个字，然后小心收起来。就在这时，一道冲天火焰照亮了整个战场，哪怕是距离如此之远的大蛇丸都能感受到远远传来的辐射热量。他惊讶地看向战场，原来是宇智波优和头上的三轮雅士同时向前吹气，吹出来的巨大火焰淹没了冲向他的上百名雾影忍者，并势不可挡地滚滚向前。大蛇丸目瞪口呆，半天才喃喃道：“这哪里是宇智波飞剑，明明是传说中宇智波斑啊！”宇智波优聚集查克拉很小心的，唯恐弄得太多超出了上忍的极限，
引起战场周围观察者们的注意，继而发现自己的查克拉量异常的巨大。如果明明释放了几个上忍的全部查克拉量，宇智波鼬还能活蹦乱跳，甚至大气不喘地继续进行战斗，是个忍者都会知道他有问题了。18岁的上忍不可怕，18岁的精英上忍也是能够接受的，毕竟他有3勾玉血轮眼，但配合上影级的查克拉量，岂不是妥妥的影级忍者？对了，这个宇智波家族的影级忍者还擅长开发忍术，擅长训练忍者部队，擅长调教宇智波家族忍者开眼。3代火影会疯掉的，就算是宇智波鼬不怕3代火影他们了，但也不能逼着人家发疯吧？日子还要不要过了？他宇智波鼬的努力可不是为了和3代斗气，而是为了修仙，为了长生，但归根究底还是为了生活啊。时间是站在宇智波鼬这边的，他没有必要主动找麻烦。查克拉聚集的足够了，宇智波鼬吹出了一口气，一道橙红色火焰从河石的手心喷涌而出。火遁，好火灭却。B 级火遁忍术是火遁中最高级的忍法，在过量数十倍的查克拉加持下，火焰膨胀成了火海。虽然没有真正火海那么雄浑伟奇，但起码也有湖泊一样的规模了。而他头顶上的3轮雅士也适时地吹出了一道细细的苍白色的火线。仙法火遁蓝白真言，苍白色的火焰如同灵蛇追上了喷涌出的忍术火流，亲密地缠绕了上去，并迅速融入其中。火焰查克拉和火焰自然能量在2位仙人的精妙操控下，在各自形成了忍术和仙术后，竟然融合成了仙术查克拉，同时也带着2个术完成融合，就像给燃烧的油锅浇上一碗清水一样，火焰之海爆炸般的膨胀起来。火焰的色彩也从橙色变为金色和赤红色交织的样子，尤其是金色的火星连绵炸裂，威力增加了10倍不止。浪潮般的火焰吞没了冲过来的雾影忍者，以及他们施展的所有水遁忍术。那些威力可观的水遁，在这股巨大的火焰之海面前，就像是被火山喷发覆盖的游泳池和自来水管，只是微不足道的些许干扰罢了。在恐怖的火焰风暴中，被吞没的雾影忍者身体急速燃烧，眨眼间就焦化碎裂，变成指甲盖大小的碎块，飞舞在火焰中，并且不断的持续碎裂，直到变成纯白色的骨灰，像灰尘一样融入到空气中。大蛇丸目瞪口呆了足足10秒，这才恢复了自己冷的姿容，然后咬破手指，结印拍在脚下。巨大的白烟散去，身披蓝紫色鳞片，头角峥嵘的万蛇出现在大蛇丸的脚下。他十分不耐烦地问道：“大蛇丸，召唤我做什么？你准备好祭品了吗？如果没有100个人类做我的祭品，我可不。”大蛇丸眼都不带向下看的，他冷冷地打断了万蛇的口头禅，用训斥的口吻骂道：“蠢货，现在都还没有感觉到？”万蛇懵了，愣愣地反问道：“感觉到什么？笨蛋，当然是可怕的热量，还有浓稠的自然能量。”啊！好烫，烫烫烫！呆乎乎的万蛇在大蛇丸的提醒下，终于注意到空气中的热辐射以及滚滚热风，对冷血动物来说真是太不友好了。但万蛇的呼喊突然戛然而止，他终于看到了远处的那道火焰，甚至紧张地吞咽了一口唾液。仙术，真的是仙术，而且是火遁仙术。大蛇丸低下头问道：“万蛇，你能像那只猫仙人一样聚集纯粹的自然能量，然后和我合作施展仙术吗？”万蛇吓得鳞片都竖起来了，嘶嘶地争辩道：“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聚集纯粹的自然能量？那种东西一旦进入身体，就会让身体石化的，必须用查克拉与其融合，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我知道这些龙地洞的仙术知识，但是眼前这个来自猫城堡的猫仙人做到了，你真的不尝试一下吗？”万蛇张大嘴巴，却只能嘶嘶地发出噪音，竟然激动到失声了。好半天，万蛇才缓过来劲，咕哝了几句谁也听不到的话后，说道：“我回去帮你问问吧，反正我不知道。”说完，他就解除了通灵，连之前咋咋呼呼要求的祭品都忘记了，急匆匆地返回了龙地洞。当然，大蛇丸这次也没有打算给自己提供了这么珍贵的情报，万蛇怎么好意思再要什么祭品和报酬？他真要是厚着脸皮要了，大蛇丸绝对会闹到白蛇仙人那里，让他给自己一个交代。龙地洞的仙术教学服务太差劲了，比不过妙木山的蛤蟆就算了，但连猫城堡的忍猫都比不上，算什么3大圣地？万蛇走了，大蛇丸又通灵了一只无知的大蛇，将它高高的顶起来，方便他仔细观察宇智波鼬的表现。越看越觉得奇妙，心中的灵感如潮水般涌出来。大蛇丸兴奋到了极点，他的舌头伸出来老长，不断的舔舐自己的脸颊，棒极了，居然还能这么操作啊！我感觉到了仙术查克拉的味道，原来是和契约通灵兽配合，这才完成的体外仙术查克拉融合，真是有趣的想法，是天才般的思路。既然在体内融合有危险，为什么不在体外融合呢？再怎么失控也不会危及生命了，完全可以试试，反正没有生命危险。我得想办法多找几个试验品。咦，大蛇丸突然发现了新的东西，惊讶地叫出了声。融合后的控制权全都交给了宇智波鼬，这可是等于是把生命都交出来了，需要通灵兽毫无保留地相信他。大蛇丸的眼神变得复杂莫名，信任这么奢侈的东西，居然能在通灵兽身上得到，宇智波鼬这家伙真是好运到让我嫉妒了。该死的，为什么我的通灵兽是万蛇？好吃懒做，脾气还臭得要死，还是找机会把他给弄死吧。这次我要在龙地洞好好的找一找，那么多的大蛇，一定有能够信任的大蛇吧。正在匆匆赶往白蛇仙人寺庙的万蛇突然打了个冷战，莫名其妙的愣了一会后，继续游走起来。他已经看到了白蛇仙人的洞穴寺庙，仙术火焰威力巨大，更是伴随着猛烈的热风暴，炙热的狂风吹散了所有的雾气，将战场的情况清晰地展现给所有人。3代雷影第一个注意到的却是远处的一条蓝色巨蛇，他冷哼一声：“大蛇丸也来了。木叶对这支忍者部队很重视吗？”这个看似莽撞的老头，因为看到了大蛇丸的存在，终于彻底熄灭了偷袭虎部队的想法。
如果没有影级忍者出现，三代雷影真打算动手杀光虎部队的所有人。也许木叶村只有这么一支新的忍者部队，也许他们的训练方法还没有传播开来。就算以上的侥幸不存在，这第一支忍者部队莫名其妙全灭在战场上，木叶村肯定也会迟疑，甚至出现质疑这个忍者部队的声音，为云影村迎头赶上争取时间。但这事是能做不能说，绝对不能泄露出去的。首先，三代雷影已经决定和木叶联手，共同绞杀雾隐忍军，将这个不稳定因素赶出坛汤之国。他不会为了不确定的利益违反既定的政策，不然就会给村子里的忍者带来困惑。其次，他三代雷影是什么人，亲自动手屠杀一支新的忍者部队，这等于是给这支部队打广告啊！难道要用自己的身份为代价，增加木叶忍者做出正确选择的可能？这不是傻子才会干的事吗？既然决定放弃暗杀这支木叶忍者部队，三代雷影就不再停留，带着自己的参谋们离开了。雾隐忍军的大败已经确定无疑，云隐忍军可以毫无顾忌地发动攻击了。等到剿灭了雾隐，再回来和大蛇丸见面，确定汤之国的外国忍者数量限制，然后就可以集中注意力，准备解决岩隐村的事情了。三代雷影迅速地离开了。雾隐忍者的高层终于看清了战场，辉夜恋、鬼灯朔月、灵都傻眼了。数千个焚烧的火堆，每一个都代表着一个雾隐忍者的尸体，再加上已经熄灭的、没有燃烧的，雾隐村的损失恐怕超过了4000人，折损过半。没有人能够想到，围攻一个不足100人防御的村落，还是已经打成废墟的村落，竟然会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而且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竟然没有能够摸到敌人的面前。灵第一个开口道：“我们弄错了，攻击不是人越多就越好的，人多到一定程度，反而是巨大的错误。”辉夜恋没有反驳，4000多伤亡的现实摆在面前，这就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开口问道：“现在怎么办？是走还是继续打下去？”鬼灯朔月回答道：“不能走，走了我们就死定了，必须打下这个村子，然后留下人防守，就按照这个方式防守，拖住木叶的忍军。”他看向了北方，喃喃道：“战斗打成了这个惨样，云隐忍者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他们会和木叶忍者一起围剿我们，绝对不能被他们两家夹击。我们需要这块高地，才能集中力量从云隐的攻击下撤退。”辉夜恋连连深呼吸，却压不下心中的急躁和不安。他急切地问道：“怎么打？这样子怎么打？”事态10万火急，灵也顾不得嘲讽老对手，急着开口道：“就按照我们的计划，用水淹没这块高地，将木叶忍者都逼出来。难道我们的雾隐忍者在洪水中还不能击败这样几十个木叶忍者吗？”辉夜恋狠狠地说道：“说得对，绝对不能，那就这么办。等到洪水淹没掉这个村子，我亲自冲上去，把他们都杀光。”灵拦住了他，说道：“这次让我来，你的力气留着和云隐忍者拼命。”辉夜恋不能接受，一旦淹没过去，木叶忍者就是站板上的鱼，随随便便就能杀光。他丢了族长的继承人，如果不能报仇的话，就算是回去了，日子也绝对不好过。这样的机会，他绝对不能错过。于是辉夜恋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嚷嚷着：“他们杀了辉夜海也，我要为他报仇。”三大巨头中，辉夜恋是脑子最差劲的一个，他心里的小九九，其他2人怎么可能猜不出来呢？林冷笑着问道：“哼，辉夜恋，你不想活了？”“什么意思啊？”“一旦水淹，这里很好解决，但接下来我们向北撤退，适合擅长雷遁的云隐战斗。你觉得是我合适打头阵，还是鬼灯指挥官适合？不能突破云忍的阻拦的话，我们只能解散忍军，大家一起跳海逃跑。其他忍者也就罢了，但你我这样的忍者，一旦脱离了忍军，你觉得云隐忍者这些疯子会轻易的放过我们？”林叹气道：“说不定追杀我们的就是雷影，号称忍界最强防御的三代雷影。想要活命，我们需要你的力量，不论是打开云隐的阻拦，还是在三代雷影的雷遁下正面。”三代雷影是个热衷于猎杀敌人隐级忍者的狠人，手上的战绩足以让每一个雾隐忍者高层胆战心惊，尤其是被三代雷影克得死死的鬼灯朔月，刚才的讨论中甚至都不敢说话。就算是冰遁使者灵，虽然血迹限界不被克制，但三代雷影的防御他打不破，而敌人的速度他又无法闪避，被盯上了绝对是死路一条。三大忍者家族中，只有辉夜家族的尸骨脉能够和三代雷影正面对抗，速度、防御、攻击全方位都能够进行对抗，是和云隐忍者作战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要是体力不足的时候撞到三代雷影这个狠人，辉夜恋自觉也是没有什么挣扎的余地。考虑到自己的小命，辉夜恋就觉得回家挨族长的锤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今天的辉夜一族，族人足够众多，觉醒尸骨脉的族人够多，社会地位足够的高，家族财富足够的多，族人的生活很是富足。所以辉夜恋这样的尸骨脉觉醒者，只是因为血迹限界的关系，性格暴躁，但没有后来全族叛村的时候那样疯狂。他很是珍视自己的生命，没有轻易葬送自己的想法和冲动。雾隐高层的讨论速度很快，短短几分钟过去，雾隐忍者重新发起了攻击，这让宇智波优和一众宇智波弟弟深感不妙。忍者终究不是机械，不可能真的做到持续不断的攻击，他们的体力和查克拉消耗可不小。要知道，宇智波优设想的假想敌也就是3000人，他认为雾隐忍军就是雇佣兵形式的军队，打出来30%的伤亡就该崩溃了。现在也不知道雾隐高层是怎么做到的，不但不崩溃，居然还能发动新的攻击。其实这是宇智波优还是对忍界的认识不到位，在忍界一支忍军的兵力计算，必须要参考各自的战力系数。如果核心的上忍和资深中忍没有损失，作为底层的下忍和普通中忍就无所谓，哪怕他们的死亡率超过70%，整支军队的死亡率超过了一半，整支忍军也不会崩溃。相反的是，如果忍军中的上忍战死一半，哪怕死亡忍数都不到忍军总数的1%，这支忍军的士气也会见底，随时都可能原地崩溃。
雾隐忍者没有崩溃，如果他们不惜代价的这么打下去，虎部队的战斗就会非常艰难。宇智波优可不愿意让虎部队覆灭，他不会在防御阵地上拼到无力，然后再考虑撤退的问题。就在宇智波优考虑什么时候带着虎部队突围，然后和雾隐忍者在这片高地附近打运动战的时候，他发现雾隐忍者停在了600米的距离上，然后开始集体结印，准备施展忍术。可以看得出来，雾隐忍者的结印速度慢的惊人，应该是在追求同步，尽量增加忍术的威力。水遁、爆水冲波，雾隐忍者将查克拉聚集在喉咙，然后朝地面喷吐足以形成湖泊的水，向久保田村冲击过来。这里的地形确实非常平缓，雾隐忍者通过水遁制造的洪水，一口气跨过了600米的距离，冲进了久保田村，然后被纵横交错的排水渠容纳引走。没过脚背的洪水只坚持了几分钟，水位就迅速的下降了。但不等洪水流光，下一波爆水冲波又来了新的水量，很快久保田村的大小坑洞就不能藏人了。木叶忍者迅速离开隐藏地点，在没过小腿肚的浑浊水面上集结。宇智波重心问道：优大哥，我们还在这里等待吗？宇智波优立刻回答道：既然洪水已经淹没过来，就证明时机已经成熟，咱们开始吧。是。宇智波和司踩了踩水面，不满地说道：在水上战斗还是非常不方便啊。不用抱怨，这就是一点小麻烦而已，咱们挖了那么多的排水渠，很快这些水就会被排泄一空的。宇智波优笑着看向对面的敌人，有些雾隐忍者挥舞着武器开始冲锋了。这一波冲上来的雾隐忍者中，有不少都是一弯腰，像条鱼一样消失在水下。很显然，他们要利用水上水下都熟悉的优势，对木叶忍者进行夹击。宇智波优呵呵冷笑，等下就让他们就会感受到什么是失望。果然，双方还没有进行战斗呢，藏身水下进攻的雾隐忍者纷纷跳了出来，他们一边吐着嘴里的泥巴，一边抱怨道：这都是什么鬼东西？怎么水下会有这种死臭的淤泥？另一个雾隐忍者也是呸呸呸的回到了水面上，奇怪的说道：明明水淹过来之前完全没有的，怎么现在冒出来了？雾隐忍者在水上战斗的优势极大，宇智波优具体分析后发现就是3个优势：熟悉和习惯于水域环境，水遁的威力翻倍速度加快，能够自由活动在水下。前2个优势是天然，宇智波优没有办法消除，第3个优势却能通过设置水下障碍的方式削弱。只不过他还需要在没有水的时候保持地面的平整，以避免成为敌人躲避火焰的掩体。于是他想到了压缩淤泥，其实就是一种吸水膨胀的干纤维，吸水膨胀的效率极高，但也因此没有什么强度，只能阻挡忍者的水下视线，不能阻挡忍者的活动。于是他又促狭的在其中掺入了恶臭剂，如今果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雾隐忍者在水下都受不了这股无孔不入的味道，纷纷冒出水面。但这么多人中总有勇士，强忍着恶臭，坚持在水下作战，给宇智波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还好这样的勇士并不多，还好随着雾隐忍者进入战斗，使用水遁的人数减少，水位迅速下降，这些勇士随之暴露出来，被虎部队的宇智波们乱刀砍死。太快了，水位下降的太快了，这样水下根本待不住人，忍术和环境的优势也不够。辉夜兽月说道：我记得久保田村所在的山包和周围才几米的落差，这种下水的速度非常不对劲。林看着整个高地上隐约可见的纵横水纹，猜到了问题所在，他指着那些激流所在的位置说道：有些地方的水流速度明显不正常，应该是木叶忍者事先挖掘了排水渠。鬼灯朔月此时也忍不住咬牙切齿起来，他们准备的很充足吗？不管怎么说，洪水淹没的策略是对的。你们看，那些藏头露尾的木叶忍者都出来了。林站了起来，冷冷地说道：让下面的忍者继续放水，既然已经把这些耗子逼出来了，那就该轮到我出场了。我会带着血之一族的忍者杀光那些木叶忍者。这一战打得实在是太糟糕，还是尽快结束吧。说完，林就带着血之一族的忍者冲向了虎部队所在的位置。鬼灯朔月也站了起来，看向战场的东南方向，那里直愣愣地立着一条大蛇。他笑了笑，对着辉夜恋说道：没想到大蛇丸也来了，不知道他是一个人来看看，还是带着木叶的大群忍者。我也活动活动，去盯着那条蛇。辉夜恋这才住到南方的那条蛇，顿时拳头握紧，狠狠地问道：要不我们一起过去把大蛇丸干掉？哈哈，辉夜家的忍者啊，大蛇丸要是这么容易能干掉，他还能活到现在？我也好，大蛇丸也好，都是轻易死不了的。我们鬼灯家族的秘术尚且畏惧冰盾和雷盾，但大蛇丸这条赖皮蛇是真的不知道他怕什么，不管怎么杀，最后都只能脱他几层皮而已。咱们就别在这条赖皮蛇身上浪费体力了，我去看着他，让他没有机会插手战场也就是了。鬼灯朔月临走前特意又交代了一句：你可别一冲动过去啊，万一大蛇丸在那边弄了陷阱，埋伏了几百上千个木叶忍者，我变成水还能溜掉，你小子可就得栽在那里了。他喃喃自语地说着大家都能听到的话，辉夜家忍者死就死了，可你们死了，我们接下来的撤退就平添无数的麻烦和危险啊。辉夜恋咕哝着，最后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一个人留在了临时指挥部。此时宇智波优带着虎部队堵着鼻子绞杀在恶臭泥浆中扑腾的雾隐忍者，但进展非常不顺。虽然雾隐忍者被熏得晕头转向，但在这种类似沼泽的环境中，水遁忍术受到的加成实在是太强了。雾隐忍者即便使用水牢之术自保，也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水的补充，宇智波们得费老大的力气才能拨开水球弄死敌人。最重要的是，随着环境的改变，他们最擅长的火遁忍术被削弱了，火焰的聚集速度变慢，威力更是大打折扣。宇智波忍者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纷纷放弃使用忍术，拿出来了各自的武器，凭借血轮眼的优势和敌人展开近身的搏杀。好在第一批冲上来的雾隐忍者素质不高，战斗力很一般，虎部队虽然花费了许多时间，但总算是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击败了敌人。来不及打扫战场，
下一波敌人就已经冲了过来，虎部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战斗，而更多的雾影忍者也在快速的靠近，眼看着虎部队就要被困住，遭到绝对优势的敌人围攻了。宇智波鼬更是注意到，一群装束统一的大约1200人的忍者队伍正在快速接近久保田村。为首的那群忍者特征相当明显，那纤细妖娆的身体，黑长直的飘柔长发，还有婀娜多姿的行走动作，最重要是隔着老远就能感觉到的清冷气息。虽然隔着老远看不到脸，但都不用看脸，宇智波鼬就能猜到，这必定是血之一族的那群可爱的男孩子。宇智波鼬顿时觉得毛骨悚然，他们很能打是一方面，冰盾对火盾的对冲伤害太高，容易给虎部队造成伤害又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这个家族是生育率之敌啊，万一被这帮家伙掰弯了，那还不如去死。他宇智波鼬绝不是东方不败，更不可能是刘志，惹不起，惹不起。宇智波鼬不敢再犹豫，吹响了尖利的铜哨。虎部队的宇智波忍者听到命令，同时使出了乾坤一掷，起爆斧裹在苦无上，大把大把的丢向了敌人，铺天盖地的轰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击溃了敌人。然后虎部队就跟着宇智波鼬冲出了久保田村的范围，冲向那群看起来就很不好对付的忍者反方向。随着虎部队动起来，战场上顿时一片大乱。木叶忍者跑了，追上去全都杀光！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不能放过他们！啊！木叶忍者冲我们来了！哈！本大爷的机会终于来了，看我怎么杀！咔嚓一声，兴奋举起大刀的雾影忍者正在宣称自己要杀人的时候，被突然出现的宇智波鼬连人带刀砍成了4片。接着他挥舞直剑，轻巧的在身边每个雾影忍者喉咙上点了一下，切断了他们的气管和动脉。因为动脉的伤口开在内部，高压的鲜血没有喷溅出来，而是直接流淌进了气管，将肺部灌得满满的。所有的雾影忍者都感受到致命的窒息，本能的用双手掐着自己的脖颈，在奇怪的咯咯声中缓缓倒下。宇智波鼬没有理会他们，而是弯腰捡起了倒在地上的半截大刀，检查了之后嫌弃的丢掉了。咦，我还以为是雾影七大刀的斩首大刀呢，原来不是。一点火星飞射而来，临近膨胀为一团火球，三轮雅士优美柔软的身体从火球中跳了出来。张牙舞爪的狸花猫翻过身体才发现周围已经没有活着的敌人了，悻悻地收起白色的火焰之爪，跳回宇智波鼬的肩膀上。别生气了，你不是已经干掉了20个雾影忍者了吗？不是20个喵，是23个了喵。好，23个，梨花酱真厉害。哼，虚伪喵，你杀掉的最少也有40个了喵。哈哈，好像是有。哟，你说我的火焰跳跃和纯白之爪结合是天下无敌的战术体系，可为什么比不过你喵？宇智波鼬吹响铜哨，用多变的节奏指挥虎部队转向，躲开敌人血之一族的追击，然后解释道：今天你的表现不佳和环境有关，在这片浑浊的泥水上，每一朵火焰几乎都是你自己发射的，火焰跳跃的施展空间大受影响，当然没法好好的发挥。难怪我讨厌雾影喵。那大海呢？大海不讨厌喵，大海里有大大的肉可以吃，而且好吃的喵。哈哈，刚才帮我的大忙了，现在坚持一下，我们再放几把火，好好的展示一下。好的喵。宇智波鼬看着虎部队转向完成后，那群血之一族的忍者也在改变方向，他们紧紧地追击着，行进的方向上正好和宇智波鼬面对面。宇智波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整个胸膛膨胀如球，查克拉沸腾如潮，汇聚在他的嘴巴里。这一次他可不敢用手来调控释放。三轮雅士跳到他的头上，同样深深地吸气，身体高高拱起，如同拱门，尾巴竖直如同旗杆，火灵再次汇聚在狸花猫的嘴巴里。宇智波鼬喷吐出来的查克拉没有形成火焰，而是在离开他的嘴巴15厘米处变成了一道明黄色的散发着莫名味道的乳液。三轮雅士喷吐的依然是白白如蛇的火焰之线，轻柔地缠绕上了那道乳液喷流，瞬间点燃成了汹涌的火流。这道火流看起来就格外的凶猛，火焰呈现金白红呈复杂的色彩，火焰外面裹着黑色和白色交织的浓烟，翻翻滚滚地点燃了沿途的一切，无论是石头还是人体，甚至是正在流动的水面都在燃烧。雾影忍者的身体沾上火焰后，照样采用水遁灭火，甚至不顾恶臭的味道，干脆钻进水里灭火。但这一次他们发现这火能够自己复燃，他们用尽了各种方法都能够轻易地熄灭火焰，但转眼就会重新燃烧，一次又一次，直到烧穿皮肤、肌肉，甚至骨骼，燃烧依然在身体的深处持续。雾影忍者慌了，也激发了血雾之里忍者的凶狠，绝大多数雾影忍者都拔出利刃，切掉了被点燃的肉体，哪怕是躯干部位也咬着牙将肉剜掉。这种多彩火焰的凶恶还不至于如此，当雾影忍者明白火焰的可怕，特意从火焰的上方跳过去，当他们穿越飘散的白色黑色浓烟时，在刺鼻呛人的烟雾中头晕目眩，人事不省地栽倒在水中。雾影忍者的惊叫声响起，烟有毒。血之一族的灵心头狂跳，他差一点就要穿过浓烟，赶紧转身远远地从火焰和浓烟中绕开。几经波折，他才带着血之一族的忍者摆脱了火焰的威胁，却发现木叶忍者早已经绕到了战场的另一边，击溃了一队又一队的雾影忍者。林银牙咬得滋滋作响，但也只能挥手带着族人和附庸们继续追杀。战场上，虎部队追着普通的雾影忍者，大杀特杀；血之一族的忍者追着虎部队，怎么都追不上。双方就像是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一样，只是血之一族这老母鸡太不合格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虎部队左突右冲，将雾影忍者一堆堆的吃掉。虎部队接受的队列训练和体能训练发挥出了巨大的价值，借助久保田村废墟以及宇智波鼬点燃的几片恶毒的火焰区域，耍得雾影的精锐部队团团转。不是说宇智波的忍者打不过雾影村的这些精锐，而是和他们战斗需要太多的时间，一旦耽搁就会被更多的雾影忍者包围，最终陷入困境。
现在虎部队追求的就是速度，所以特意追杀那些一触即溃的平民忍者，打乱战场的一切组织，让整个雾营忍者陷入越来越大的混乱中。越混乱的战场上，虎部队才好凭借自己的组织优势，自由自在的浑水摸鱼。不知道第几次击溃一群雾影忍者，宇智波重信发现宇智波优就在身边不远。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询问道：“优大哥，那个多彩的火焰是什么忍术？”宇智波优想了想，回答道：“应该不能算是忍术了，而是仙术的范畴。我用查克拉制造了类似油的物质，同时也制造了类似白糖的物质，掺杂在一起后，包裹上细碎的黄磷，再由猫仙人冲入自然能量，让查克拉质变成仙术查克拉后点燃。我给这种油起名叫做地狱油，火焰自然也就应该叫做地狱火。在忍界，用磷做武器攻击敌人，应该是没人管的吧？”宇智波优看着宇智波们的眼神，就知道他们没有听懂宇智波优制造的磷油有多恶毒。宇智波们确实没有听懂，都觉得自然能量和仙术查克拉是关键。虽然这些内容也听不懂，但就是觉得好厉害。看着这帮弟弟不明觉厉，用艳羡的目光看自己头上的三轮雅士，宇智波优暗自发笑，这就是他的目的。作为宇智波优的这个身份，最好不要和仙术直接扯上关系。他和猫仙人合作才能使用仙术，这个解释能让很多人不会产生敌意。之前好不容易造了个马甲，仙人和仙术的设定还是保留给这个马甲吧。现在久保田村已经彻底的被敌人占领了，但水位就是不能彻底淹没整个村子，战场保持着半干半湿的沼泽状态，这导致可以借助的掩护很多，甚至还能点火制造障碍，保证虎部队能够活跃在战场上，不断给雾营忍者制造混乱。如果没有这些障碍，雪之一族走在内线，行进距离比虎部队少，还没有战斗拖延时间，早就逮住虎部队了。林追了几次后就放弃了，他让自己的副手带着族人继续追击，自己却找到了辉夜恋，开口就问现在使用水遁的忍者有多少。辉夜恋也知道问题所在，回答道：“全都派出去了，连辉夜族人也都在努力，这水流出去的速度不对劲。”你说的对，这水流走的速度不对劲，不应该这么快的。林仔细看了看周围的水势，终于发现水流的方向和之前不同了。在刚开始的时候，雾营忍者制造的洪水顺着排水渠向四面八方流走，而现在所有的水全部都向着西南方向。就是那边，跟我去看看，那里究竟有什么东西，怎么能到现在都灌不满？几分钟后，问题就找到了，那是一个深深的水坑，洪水流淌到这里灌入水坑，却都被坑底一个巨大的裂缝吞噬一空。四面八方的水流汹涌而来，汇聚到这个300-400米大小的深坑中，然后就在这个长30米、宽度6米左右的裂缝上，形成了2道相向的大瀑布。雾营忍者费劲巴拉的制造洪水，结果就这么白白的消失在漆黑裂缝的无尽的黑暗之中。看到这一幕的雾影忍者面面相觑，都是满脸的不可思议。其中一个雾营忍者更是满头冷汗，试着解释道：“之前这里没有这个大裂缝的，绝对没有，我发誓。”他的语气诚恳，试图让人们相信他，但所有人的眼神都没有丝毫的善意。作为上位者，辉夜恋和林间惯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在战争中什么样的奇怪事情都可能发生，但他们也知道这个忍者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他们甚至相信这个忍者在侦查这里的时候绝对不会对这个巨大的裂缝视而不见。但问题是，谁能证明他有没有偷懒，结果没能好好的完成侦查任务呢？更重要的是，这么大的失误总得有个人来负责吧？他不负责，难道让辉夜恋来负责？辉夜恋没好气的命令道：“先拖下去，回头再处罚他。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堵住这个缝隙，有人会土遁吗？”雾营忍者面面相觑，倒不是说完全没人会，而是这么大的缝隙得非常精通土遁忍术，才能在洪水的冲击下堵上。平时修大坝和洪水中堵决口，这完全是两回事，难度自然也不是一个级别的。最后还是雪之一族的灵叹气道：“只能让我们用冰遁试一试了。虽然冻结封堵不怎么合适，也不能持久，但我们也不需要坚持多久。”招来3个最高等级的雪之一族小队，加上林，正好10名强大的冰遁血迹限界忍者，他们直接进入这个大坑中，站在裂缝的两边，然后同时结印施术。冰遁、冰柱，这是最简单的冰遁忍术，反正是因为简单，所以施展的速度飞快。借助这里丰沛的水量，在几秒钟内就制造了一大堆长达10米、粗约1米的冰柱，横七竖八的落到缝隙上。冰柱的强度很有问题，在水流的冲击下，时不时就有冰柱断成几节，顺着水流一起掉进了缝隙中。但10名冰遁忍者施展忍术的速度更快，冰柱的堆积迅速增加，很快就将缝隙完全覆盖了好几层，水流的速度一下子就变慢了。林看时机已到，大喊一声：“就是现在，冻结！”是。雪之一族的忍者立刻转换忍术，施展冰遁、冻结，每个人都鼓起腮帮子，向着冰柱所在的位置吹出冰冷的寒气。以冰柱为框架，以流淌不休的洪水为材料，很快一座晶莹剔透的冰山就出现在众人面前。冰山大致为圆锥形，底部直径超过150米，牢牢地堵住了巨大缝隙。汹涌澎湃的流水停止了下泄，轰鸣的水声顿时少了大半，甚至让人产生了此地格外安静的错觉。辉夜恋拍手大笑道：“这就堵住了？冰遁很厉害吗？”林摇了摇头说道：“还差点，这样只能支撑几个小时，而且这里的水位上升后，冰上有可能会浮起来。”说完，他开始结印，结印的速度极快，纤细嫩白的手指化作一片虚影，如此快速的结印，还是持续了好一阵，才完成了忍术的前奏。最后林娇喝一声：“冰遁，灵之冻结！”随着庞大的查克拉凝聚，汇聚成一道纯白色的光束，直直地照射到冰山上。其实这不是光束，而是绝对低温的射流，将空气中的水分全部冻结成冰尘，而冰尘在扩散中反射着阳光形成的假的丁达尔效应，让人误以为是光。
随着这个特殊的冰盾命中冰山，冰山的形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颜色从白色向青色转变，又迅速的从青色加深，最后几乎变成了靛蓝色。事实上，冰山的形状是有变化的，但变化发生在底部，数十根冰刺不断的在岩石中钻下去，以便起到加固的作用。靛青色的冰表面上触摸几乎感觉不到冰凉，但实际上温度低的零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而且这种冰非常内敛，吸收热量的速度降低到了极限，这才有触不冰凉的感觉。有了这样的冰质，冰山差不多能够存在1年的时间，就算是木叶忍者集中人手发动攻击，他们也不能在1-2天内毁掉冰山。忍术进展得非常顺利，很快就要完成了。林的脸上也忍不住露出了微笑，就像冰冷的冬季突然绽放的腊梅一样美丽动人。辉夜恋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脸颊上的肉抽动2下，赶紧深呼吸几次，将满脑子不合时宜的想法清除掉。太危险了，差点就弯了。但林的微笑持续不过几秒，他的脸色就大变，他感觉到了一根冰刺钻透了岩石，钻透了，绝对不应该钻透的。而且钻透之后，冰块失去了约束，迅速的扩散开。冰块扩散的反馈让林察觉到自己脚下不是厚实的岩石，而是薄薄的一层岩板。这能是自然形成的？带着疑惑，林干脆操纵冰块向周围扩散，逐渐摸索出来了大致的形态。终于察觉到脚下的空间是个圆柱形的空洞，而支撑着水坑和冰山的是由好几根间距完全一致的石柱支撑的岩板。毫无疑问，这是人工制造的陷阱。林大声警告：撤退，立刻撤退！这是陷阱！没有一个忍者反应过来。于是林以身作则，示范给所有人看。他踩着哗哗流入的洪水，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坑的上面。雾阴忍者看到从来都是注重仪态的林跑出了十分的狼狈感，顿时都相信了他没有在开玩笑，全都动了起来。当然，他们脚下传来的岩石开裂声，说服力更加的有效，没人敢留在这个圆形的坑底了。按照宇智波优的设计，起码要积累几米深的水才会引发第一次崩塌，然后再积蓄更多的水才能引发最后的崩塌。但雾阴忍者用冰盾制造了一座小小的冰山，额外增加了几倍的分量。最重要的是，林操纵冰山向下长刺，戳穿了岩层，冰块的膨胀效应更是撑得岩石开裂。于是，第一次垮塌就是最大规模的崩塌。伪装成圆形深坑的岩板整体掉了下去，露出了直径300米的天坑。雾阴忍者中有好几个倒霉蛋跟着掉了下去。靠近边缘的忍者还好，很快借助天坑的墙壁稳住了身体，一步步的走了上来。但距离边缘太远的忍者就完了，他们惨叫着向下坠落。这些忍者的惨叫声竟然非常持久，良久之后被重物落地轰鸣声盖过，这才彻底消失。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天坑的深度深得可怕，而且那么多的水灌入其中，竟然没有传来落水的声音，证明下面完全没有积水。林嘴唇颤抖着说道：“我们打不下九宝田村了。”辉夜恋反应速度慢了点，但得到了提示后也想通了。这个天坑太大了，根本堵不住，而且实在太深，也没有填满的希望。水不能积蓄起来，地面就不能完全淹没，水不能完全淹没地面，木叶村的忍者就没法消灭，九宝田村也就无法占领。雾阴忍者的计划全都失败了。辉夜恋叹气道：“只能撤退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到舰队那里。”林摇了摇头，说道：“我们就不要妄想了，我们的惨败不可能瞒得住，云影忍者一定会动手袭击。我只希望咱们留守的忍者足够警醒，能够躲过云影的偷袭。”辉夜恋皱眉道：“那我们怎么办？”林看向了东方，平静地说道：“简单，把指挥官鬼灯朔月叫回来，然后我们丢掉所有多余的辎重，完全轻装，之后向东直接出海。”辉夜恋懵了几秒钟，才理解了这些话的意思。他确认地问道：“游回去？”林依然很是平淡，就像在说接下来吃什么一样。最坏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能够和撤退的舰队会合，然后坐船返回水之国。当然，这么一场大败，回去以后我们3个谁也没有好日子过。辉夜恋想到以后的灰暗日子，也是满心的沮丧，唉声叹气地说道：“是啊，没好日子过了。”沮丧中，他突然想到导致他们沦落至此的那支木叶忍者部队，心中早已化作死灰的怒火复燃了。辉夜恋恶狠狠地问道：“现在不要我为大家打开通道了吧？你想杀了那里的木叶忍者？”“当然。”“能不能？”“好，我来组织撤退，你去把他们杀光。”正在和大蛇丸对峙的鬼灯朔月此时全身都难受，他是来看住大蛇丸，不让他插手战场的，但这个家伙竟然一点都不着急，悠哉悠哉地看着战场的变化。按说不用战斗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鬼灯朔月应该高兴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里越来越发毛，就好像被一条毒蛇盯上了一样。他看了一眼大蛇丸，发现自己的感觉没错，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忍界最大的毒蛇，竟然这么沉默，是不是在策划什么阴谋？大蛇丸的心情极好，宇智波优带着虎部队纵横战场，将新型忍者部队的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大蛇丸已经看出来了几分味道。虎部队的84名忍者确实比雾阴忍者精锐，但他们也没有强大到超过了200名雾阴忍者的程度。虎部队又确实能够快速击垮数百雾阴忍者，秘密是优秀的战术和击杀速度。他们的阵型和熟极而流的战术，保证4人小队能够集中力量，同时将4人的攻击集中到一个忍者身上。大蛇丸原本很不喜欢虎部队的4人小队，因为多了一个人显得累赘，而且行动机械僵硬，毫无灵性的美感。但现在他明白了，人数和机械性才是战术的精髓，4个人合力才能保证对中人的碾压，机械性的行动才能保证对敌人攻击时的绝对同步。当虎部队的攻击每次都能保证对敌一击必杀，他们就不用过多考虑防御和闪避的问题，攻击自然就会更加流畅快速。4个小队合作，仅仅10秒就能杀死20个忍者，对于任何雾阴忍者的小集团来说，这个伤亡的速度都能让他们崩溃。
就这样，明明怎么看怎么僵硬不流畅的小队作战，在虎部队整体的层面上体现的却是快速流畅的杀戮，甚至让人有莫名的华丽感。只有雾影的上忍，而且还得是老练的上忍，才能应付得了这样的攻击。但4人小队根本不会攻击上忍，拖住上忍是分队队长的职责，击杀上忍是宇智波鼬的职责。虎部队的任务构成是如此的恰到好处，每个等级的忍者负责各自的目标，相互支援下将敌人压倒性的击垮。似乎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上忍，只有带队的上忍必须比敌人更强，不但要击败敌对的上忍，还得能在几个中忍的辅助下快速击败。但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而且木叶忍者中的上忍水平也足够高，完全可以承担这个任务，就算一个人不行，凑个上忍小队就是了。大蛇丸越看越是满意，心中已经开始规划训练新式忍者部队的计划。至于那个站在身边碍眼的鬼灯家族忍者，他全然无视了，也确实是没有把握干掉，只能任由他在那里碍眼了。大蛇丸是忍术博士的弟子，他知道鬼灯家族是个将欺骗融入骨髓的家族，他们满忍界宣传自己家族传承的化水秘术，但这哪里是秘术，连身体的分子结构都能改变的料，哪有这样吊炸天的秘术？明明就是身体方面的血迹限界，而且是和血轮眼、尸骨脉、白眼等同一等级，直接涉及到身体器官的血迹限界。他们还热衷宣传自己家族的水化之术弱点，诸如害怕雷遁、害怕冰遁，甚至火遁造成的蒸发都能严重伤害鬼灯忍者。按照这些宣传的内容看，化水秘术就是垃圾。鬼灯家族的忍者遇到掌握雷遁、火遁和冰遁的忍者就是死路一条，只能在不会忍术或者只会水遁、风遁、土遁的忍者面前耍威风。只要有脑子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里面的问题。鬼灯家族是水之国的土著，冰遁血迹限界的血之一族也是水之国的呀。水之国的邻居有2个，分别是全员普及雷遁的云影村以及最精通火遁的木叶村。在外有如此2个邻居的围堵，在内部更有冰遁的敌对忍族，在如此克制鬼灯家族秘术的环境中，他们依然将化水秘术当作家族传承的根基。究竟是他们脑子有病，还是其他忍者的眼睛是瞎的？上千年的战国时代，以及忍村建立最初10年、数以百计的忍族覆灭，鬼灯家族能够延续到今天，他们的秘术绝对不会是宣传的那样具有致命的缺陷。如果水化之术真的这么搓，水之国鬼灯家族早就被雷之国的夜月家族灭掉了。不，轮不到这些外国人。血之一族虽然看起来都是娇柔可人的样子，但他们也是动辄灭族的凶狠忍族。如果真能对鬼灯忍者克制至此，容忍鬼灯家族延续至今，原因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鬼灯的家族已经血之一族兼并，他们成了生死掌控于他人之手的奴隶。就像日向一族内的宗家和分家那样，生存不是战斗，讲究的不是击败敌人，更不是单项超强，而是各方面都没有致命的弱点，不会轻易被人杀死。化水秘术应该是有不同级别的传承，低级忍者掌握不全，致命弱点是真实存在的，但高级忍者掌握的秘术绝对是没有弱点的，而且能够将优势发挥到最大。可以说，每个影级的鬼灯忍者都是杀不死的怪物，非常讨厌。尽管大蛇丸也同样追求杀不死，但不妨碍他鄙视鬼灯家族，天底下最讨厌的就是和我一样的敌人。不过，要干掉这个鬼灯忍者也不是没有机会。他在来之前就给奈良鹿角下了命令，如果自己4个小时不回去，也不联系他，就动员木叶忍军全力发动反攻。算算时间，现在也差不多了。如果木叶忍军能够及时抵达，那么擅长灵魂攻击的山中一族忍者也会随军前来。大蛇丸麾下的朱鹭蝶组合数量不少，只要将山中一族集中起来，就有机会控制住鬼灯忍者的灵魂。到那时，什么化水秘术都没有了意义。想要俘虏，就找个大大的水罐将鬼灯封印起来；想要杀掉，就用火遁一点点将它蒸发掉。木叶忍者中会火遁的忍者最多，这种活干起来很快的。遗憾的是，在木叶忍军到来前，鬼灯朔月接到了某个情报，自己提前退走了。过了一会，整个雾影忍军都开始撤退了。错过一次搞掉敌人指挥官的机会，大蛇丸金色的蛇瞳里闪过些许遗憾的光芒，但很快就释然了。不用着急，后面猎杀的机会还很多。得到信号撤退，和灵辉夜恋会合后，鬼灯朔月对于撤退非常赞同。忍者的传统中没有死拼到底的习惯，既然所有的计划都失败了，那就老老实实保命。至于丢人什么的，他不在乎。对于辉夜恋要杀掉那一小撮木叶忍者的提议，鬼灯朔月同样是举双手赞成，但他特意提醒道：“我的建议是10分钟，你能杀几个就杀几个，如果杀不光，也千万不要执拗，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林惊奇地问道：“怎么了？”鬼灯朔月皱眉说道：“我在和大蛇丸对峙的时候，他故作姿态的不理我，不但不做任何的防备，甚至还不尝试攻击我，这可不对劲。我撤退的时候，感受到了大蛇丸的眼神，那眼神中满满的都是遗憾，到嘴的食物溜走的遗憾。木叶的忍军一定正在来的路上，说不定很快就能到了。”辉夜恋和林同时色变。林说道：“我立刻去组织撤退。”辉夜恋也说道：“我会交代辉夜族人听你们的命令，杀人我自己一个人去。”鬼灯朔月郑重地说道：“好，我以我的名誉保证，辉夜家族的忍者会走在鬼灯家族忍者的前方。”商量完毕，3巨头立刻开始行动。雾影忍者特有的雾影之术再次爆发起来，很快就将整个战场都覆盖住。战场上雾影忍者的惨叫声变小了，遍布视野的火焰、浓烟和尸体看不到了。最重要的是，雾影忍者身处最熟悉的环境中，被打崩后混乱的理智渐渐的恢复。同时，一种尖锐的金属敲击声响彻天际，就算是在浓厚的具有消音效果的大雾中，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这是撤退的信号，终于可以撤退了，不用死了。神明保佑，我活下来了！呜，8个牙路，该死的高层终于认清形势了，本大爷不用死了。真是的，早就该撤退了。混蛋，
他们终于承认错误了。我只是不想死，他们不但不帮忙，还砍了我一刀，这个仇我可是记着的。撤退的路上也许能遇到落单的鬼灯。雾隐忍者是感激涕零的，或是愤愤不平的，甚至是怨恨的，但每个经历了血雾之力考验的忍者都是求生欲满满的家伙，他们手脚麻利的按照命令向东撤退，没有丝毫停留下来的冲动。雾隐忍者的大撤退动静很大，虽然有浓厚的雾隐之术遮掩，宇智波鼬和虎部队还是发觉了，毕竟他们就在这些雾隐忍者中间，就在不少倒霉蛋的雾隐忍者向东撤退的路线上。随着一头撞上虎部队的雾隐忍者被杀被抓，再用幻术拷问情报，宇智波鼬甚至准确地掌握了雾隐忍者撤退的精准情报，但他什么都不敢做，因为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雾隐忍者会撤退，就不能确定敌人的隐疾忍者在哪儿，一旦带着虎部队动起来，撞到隐疾雾隐忍者的可能就会大大增加。自己倒是有把握从隐疾手下逃生，和三轮雅士联手，甚至还能尝试击败隐疾忍者，但虎部队怎么办？为了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种下的种子，为了未来悠闲的修仙生活，宇智波鼬只能一动不动的等待。作为战场关键点的指挥官，他对于全局的情况缺乏了解，无法理解自己今天带着虎部队打出来的4000伤亡，在汤之国的全局中意味着什么。此时的宇智波鼬震惊于雾隐忍者伤亡近半，居然没有崩溃，甚至还能组织有序的撤退，这在宇智波鼬的认知中就是奇迹。按理说，能够创造这样奇迹的军队，绝对是纪律、士气、战斗意志爆表的存在，可战斗中一点都没有这样的感觉。毫无疑问，宇智波鼬又一次遇到了世界观冲突，他正在痛苦地接受现实的改造，但固有认知让他不知不觉高估了雾隐忍军的韧性，因此对于追击雾隐的事情没有半点想法。等到敌人彻底从视线中消失后，他就要带着虎部队返回九宝田村，反正自己的任务是守住九宝田村。就在这时，宇智波鼬心脏疯狂跳动，他的汗毛全都直立起来，冷汗一滴滴的涌出，又从鼻尖和下巴滴落，背后同样是一颗一颗汗珠顺着脊梁沟往下流，心血来潮，宇智波鼬立刻意识到有敌人盯上了自己，对方抱有必杀的决心，并且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以至于激起了自己的神通，只能是隐疾的强大忍者。他忍不住抱怨起来，真是的，我都没有做好准备啊。三轮雅士听到了，立刻询问道，怎么了喵？又有强大的敌人盯上你了喵？是啊，也不知道是谁，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战斗，要撤退喵？宇智波鼬摇了摇头，用眼神告诉三轮雅士自己不想放弃背后的虎部队。梨花猫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但他又摇头说道，可是我不相信你喵，没有任何准备就战斗，不是又会做的事情喵。哈哈，心虚，哼，果然有东西，这次打算把什么东西拿出来了喵？是不是我都不知道的秘密喵？怎么可能，绝对是梨花酱知道的力量，但是我还不知道敌人是谁，不好确定用哪个呀。哎，力量种类可是关系到我的核心人设，关系到我未来很长时间的对外展示模式，最讨厌这种意外的变故了。宇智波鼬确实很苦恼，但他此时已经猜测到敌人是谁了。雾隐忍者大撤退，这时候还来攻击自己的敌人，动机绝对不是为了求生，也绝不会是为了雾隐村的未来。这一场仗打下来，宇智波鼬算是看明白了，雾隐忍者的私心超强，如果不是木叶村和云隐村强力挤压，雾隐村绝对会先爆发内战。雾隐村整体的利益在眼前这群雾隐忍者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有雾隐村全体利益观念的雾隐忍者也有，比如杀了自己全部同学的鬼人再不斩，比如被元师全力培养的赵美明，比如3代水影精挑细选的弟子狗菊史仓，但他们大多数还很年轻，还没有成为雾隐村的中坚力量，甚至前进的道路也被3大忍族牢牢地堵住了，只能在底层苦苦的挣扎。所以这时候还能来杀宇智波鼬的，只能是出于私怨，因为自己杀了他的亲友，然后跑来报仇的。考虑到自己干掉的雾隐忍者中，只有辉夜海也是有大忍族背景的，宇智波鼬断定这个敌人一定是来自辉夜一族。对付掌握尸骨脉的辉夜一族忍者，最好的办法有2个，要么比他更硬，要么让他摸不着自己。宇智波鼬在雷顿和飞雷神之间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将哪个当做自己的本体力量展示出去。突然他惊觉到有什么不对劲，飘了，我绝对是飘了。面对一个本来就可能打不过的未知对手，我居然在考虑什么身份问题，想着什么保住虎部队，想什么呢？我当然是实力全开，和他拼了，打得过就打死他，打不过就跑路。宇智波鼬心思电转，迅速想明白了全部的问题，顿时觉得心神通透，在没有之前挥之不去的阴霾。他笑着说道，带着弟弟们打了几仗而已，心灵上就不知不觉有了如此厚重的蒙尘，居然就用无形的枷锁束缚自己的手脚，去和猛兽搏斗，这些路果然是难走。三轮雅士听得莫名其妙，问道，哟，你又在胡言乱语什么喵？没有，只是想通了一些事情。说完他吹响了铜哨，说明自己将迎击敌人指挥权转交给宇智波信众。当回应的铜哨声响起时，宇智波鼬早已迈步向前，迎着感应到的敌人方向大踏步前进。他的思想转弯就发生在瞬息之间，三轮雅士自然觉得莫名其妙，但他如今对铲屎官的信任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并没有任何的紧张情绪。梨花猫将爪子搭在铲屎官的脖颈上，通过肉球感受到了他蓬勃的战意，戏谑的笑道，喵喵喵，突然变得这么好战喵，我的道侣优，你的心变化好快喵。宇智波鼬爽朗的一笑，说道，仙道不好走啊，不但要小心翼翼的探索，求全责备的保全自身，到了关键时刻还得能够勇猛直前，这中间的分寸把握时时刻刻都是在考验啊。之前几天连续获胜，导致我出现了过度的谨慎求稳，同时又有些贪功冒进的矛盾心态。仗着自己知道火力和密集队形的关系，面对上千忍者的冲锋，将早已计划好的运动战原则丢了个干净，
居然带着虎部队硬刚了雾隐忍者。三轮雅士歪着脑袋，他并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问题，所以问道：“可是你打赢了喵，而且战绩是那么的华丽，必然能够震惊忍界喵。”宇智波鼬得意的笑了，然后故作谦逊的说道：“那只是我对前人知识的应用，算不了什么。”哈哈哈哈！玩笑过后，他收敛了笑容，无奈的说道：“虽然我顺利的打赢了，但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获得的收益却绝大多数属于大蛇丸，属于木叶村，而我作为个人能够得到的很有限，这和白打工有什么区别？而且做的太过头就会有反噬。你看，现在雾隐忍者都大规模撤退了，却有人专门来杀我。”三轮雅士此时也感到了强烈的杀气以及一股强大的气势，他站起身来，就在宇智波鼬的肩膀上开始活动，将每一只小爪子都张开成梅花样，每只爪子也弹出来仔细检查，看看够不够锋利。他一边检查一边说道：“鼬的感觉对了，真是强大的忍者喵。但你怎么确定他就是因为这一场战斗中的杀戮引来的喵？难道不能是之前那一次干掉的某个忍者造成的喵？”宇智波鼬惊讶地看向三轮雅士，问道：“你怎么猜到的？”三轮雅士一愣，然后大叫起来：“你知道喵？你居然知道喵！骗子喵！哟，你的骗子被我逮到了喵！刚刚你还说不知道的喵！哈哈，心虚。章鱼腿喵，没问题，我要2条喵。这个我可没法答应，那只章鱼它应该还没有长好吧？软趴趴的章鱼腿不好吃。是喵，那就一根喵。梨花酱大气，哼，以后不许再骗我，不然我会生气喵。好好好。”三轮雅士抓住了宇智波鼬的把柄，此次斗嘴大获全胜，他提出的所有条件，宇智波鼬都答应了，这让梨花猫开心至极，被骗得的怒火早已烟消云散。这只可爱的小猫甚至把被骗这件事都给忘记了，高高兴兴的梨花猫只记得自己赢了这一件事。宇智波鼬也很开心，因为他清晰地感受到了三轮雅士的大度，以及最重要的善于遗忘坏事这个天赋。只有如此大度的猫仙人，才是能够在无尽岁月中陪伴自己的道侣。这要是选了个小心眼的道侣，长生能过成折磨。三轮雅士是非常关心自己的铲屎官的，如此高兴的情况下，他也没有遗忘自己的问题。鼬，你还没有解释敌人为什么是因为刚刚的战斗才招惹来的喵？宇智波鼬解释道：“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但起因必然是因为我打得太狠，雾隐忍者提前看到了失败，我把他们给逼得太狠了，这才在临走前也要咬我一口。”三轮雅士还是不理解，难道我们这次不打这么厉害，这个杀气腾腾的敌人就不来杀你喵？宇智波鼬点头确认，说道：“没错，我不打这么狠，他就不会来杀我，至少今天不会。偌大的忍者军团中，忍界顶端的影级忍者不过寥寥几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责任，轻易不能抛弃自己的职责来找我的麻烦。只能是我把他需要负责的东西打没了，他才能从责任中被解放出来，才有可能跑来追杀我。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喵。”三轮雅士恍然大悟，他甚至举一反三，就像优你现在背负着带领虎部队的责任，就算是有人打了你的耳光后逃跑，你也只能干看着人家跑掉喵。宇智波鼬嘴角直抽抽，你这个比喻没错喵，我明白喵。那个杀气腾腾的忍者，他的责任被你杀光了，所以他自由了，然后追过来杀你喵。正是如此。话说到这里，两位仙人突然安静了下来，因为他们听到了高速移动激发的风声，那是穿着宽袍大袖的人体引发的声音，正是雾隐忍者最喜欢的装束。但通常来说，忍者走的都是隐秘风格，因为他们的脆皮特性，所以信奉的是避免被敌发现才是最强防御的道理。只有硬骨头的辉夜一族仗着自己强大的防御力，才会肆无忌惮地彰显自身的存在，因而激发出如此激烈的声音。在忍界会在行进间发出这么大声音的，除了雾隐村的辉夜一族，大概只有云隐村的3代雷影了。而正向虎部队冲刺的那个忍者，必然是辉夜一族的忍者。宇智波鼬发现自己和这个忍者的行进路线并不重合，两条线存在微小的角度偏差，这说明敌人没有发现自己，正好可以给他来个迎头痛击。偷袭是绝大多数忍者喜欢的战斗方式，宇智波鼬也不例外。因为修仙，他的根基是武灵自然能量，但在战斗方面还是更多的依赖忍术。没办法，6道仙人传播查克拉后，忍术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化和积累，不知道多少天才将自己的天赋注入其中，又经过千年战乱的筛选考验，存世的忍术威力比宇智波与自己开发的仙术强大的太多了。所谓的仙术也都是以查克拉为基础，以忍术为纲要，自然能量只是增幅查克拉威力的辅助。宇智波鼬掌握的忍术中，对单人威力最大的忍术是千鸟，就是奇木卡卡西可能还没有开发出来的招牌忍术。这个术着重于穿透打击，威力巨大，控制上虽然有点难，但宇智波鼬掌控起来还是很轻松的。问题是这玩意太吵了，只能用来打正面，而不能用来搞偷袭。攻击力仅次于千鸟的忍术是土遁土矛，在现在这还是一个公认的防御性忍术。宇智波鼬也不确定觉都先生是不是已经将这个术用于攻击了，但今天他打算用这个术给辉夜忍者提个醒，不是血迹限界就一定比忍术更强的，说到底拼的还是忍者本身的实力。宇智波鼬侧耳倾听来人激起的风声，调动自然能量驱动身体细胞中的查克拉，分离出土属性查克拉后，将自己的双拳硬化。他看着变成漆黑色的双手，尽管不是第一次见到，但还是忍不住联想到所谓的武装色霸气。不得不说，视觉感觉真的很像，使用方式也很像。宇智波鼬甩甩脑袋，将和战斗无关的杂念赶出脑子，然后将自身的查克拉运行到极限，黑色的区域迅速扩散到整个上半身。他闭上眼睛，拉开正步冲拳的架势，全神贯注地倾听敌人靠近的声音。突然，三轮雅士从宇智波鼬的肩膀高高的跳起，而宇智波鼬扭腰转身，漆黑色的右拳狠狠地向浓雾中挥出。
令人惊奇的是，两位仙人的动作极为猛烈，但都精妙地控制了身体周边的气流，没有发出丝毫的声响，也没有造成浓雾的丝毫晃动。此时，如果有人旁观这一拳，必然会因为这些参照物的缓慢，产生宇智波鼬挥拳速度同样很慢的错觉。就在宇智波鼬的拳头舒展到极限的时候，前面的浓雾突然翻滚起来，一张貌似40岁的脸突破浓雾，出现在拳头的正前方。辉夜恋没有认出来那是拳头，他只是发觉有道黑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中。发现的距离实在是太短了，他什么反应都没有做出来，鼻子就和黑色的拳头撞击到了一起。黑色拳头和辉夜恋脸的碰撞似乎是无声的，至少辉夜恋和宇智波鼬以及半空中的三轮雅士都没有听到声音。不过远处的虎部队宇智波们听到了，身处战场之外的大蛇丸听到了，他们都说好像听到了一声钟声，大约这就是大音希声。宇智波鼬没有听到声音，但他看到了以拳头和脸的撞击点为中心，一道球形的冲击波被激发了出来。宇智波鼬最强烈的感觉是从拳头上传递回来的冲击力，虽然他全力控制着架势没有溃散，但他的立足点没有能够撑住。随着脚下被炸出2个大坑，宇智波鼬就无法立足，整个身体都被撞飞了。辉夜恋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听到，他只觉得脑袋晕了一下，等到被面部的剧痛疼醒，他才发现自己躺在地上，身上竟然有多处尚未愈合的伤口。觉醒血迹限界尸骨脉的辉夜忍者非常可怕，他们最厉害的能力当然是攻防无敌的骨头，但最让敌人绝望的却是恐怖的自愈能力。可要是没有这份自愈能力，这些骨头进进出出的忍者早就自己把自己戳死了，就像那些羊角长得太长，弯角长回来刺穿自己头骨的盘羊一样。等到辉夜恋站起来的时候，全身上下基本痊愈，只剩下鼻子还在缓慢愈合，这个位置在撞击中整个没有了，现在完全是重新再长出来。他的脸此时正中央有个空洞，没有皮肤，没有肌肉，甚至连牙齿都不全，完全没有人的样子，凶恶恐怖到了极限。辉夜恋看到了同样正在爬起来的宇智波鼬，用漏风的声音喊道：“一死色，你是谁？”察觉到自己的声音不对，他合拢了刚刚长好的牙齿，随手扯碎破烂的上衣，将延伸出来的肋骨拔下来，冲向了宇智波鼬。宇智波鼬刚才只是有点脑震荡，身上的土毛效果都没有消失，证明这个忍术的效果不比尸骨脉差，他自然就不需这个骨头怪，挥舞着漆黑的拳头扑了上去。一黑一白2个身影第二次撞到一起，然后就是一阵火星四溅的激烈搏杀，但双方很快就傻眼了，他们的拳头或骨头落到对方身上，一点痕迹都留不下来，完全不能破防的战斗，打起来毫无意义啊！此时辉夜恋的脸皮基本长好，他开口质问道：“你是谁？这是什么忍术？”宇智波鼬叹了口气，回答道：“我是你要杀的人。”他又举起了漆黑的拳头，戏谑地反问道：“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的忍术是什么呢？”辉夜恋不认识土遁、土毛这个忍术并不奇怪，这本来也不是流传很广的忍术。土遁、土毛本身没有任何攻击力，只有强化防御力的效果，号称除了雷遁完全不可被攻破的绝对防御忍术。但这个术不但学习难度很高，使用的难度更高，而且有2个致命的缺陷。首先是强化防御力后，身体会变得很迟钝，在忍者之间的对战中，处于只能挨打不能还手的窘境。最要命的是，忍者们没有足够的查克拉持续维持土毛，一旦忍术效果结束，防御力就会恢复正常，但反应迟钝却能多持续那么一瞬间，这一瞬间几乎就是必死。因此，在岩隐村这个土遁占据绝对优势的村子，都没有忍者愿意学习这个掌握困难还会要命的忍术。土遁、土毛在战国时代还有流传，因为强力的 B 级忍术很难学到，问题再大也不容错过。等忍村时代到来后，忍术迅速附及到各个忍村，忍者们能够学习的忍术太多了，有致命缺陷的土毛就此被淘汰。直到角斗天才般的优化，利用自身优势解决了土毛的全部问题，这个忍术就在他手上焕发了生机。宇智波鼬同样能够凭借自身的优势解决2大缺陷，让这个忍术提前展现了它的巨大威力，但也到此为止了。土毛足以防御尸骨脉的攻击，但不足以击溃尸骨脉的防御，双方相互不能破防，打了个寂寞。宇智波鼬知道敌人并没有发挥出尸骨脉的全部威力，他只使用了尸骨脉最基础的坚硬特性。辉夜家族传承着能够发挥尸骨脉全部威力的秘术，眼前这个远比辉夜还也更强大的辉夜忍者，不可能没有掌握这样的秘术。而宇智波鼬自己却没有拿出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因此没能完全复现绝度的绝技，那种将土毛强大防御力转化为可怕的破坏力。技巧，如果继续使用土遁、土毛这个术，他将陷入绝对的被动局面。宇智波鼬遗憾地看了看一双漆黑的拳头，解除了忍术土毛，双拳的颜色渐渐恢复正常。辉夜恋看到后狞笑道：“感受到辉夜一族的力量了吧？决定放弃了，很理智的选择，反正你都是必死无疑，何必要承受漫长的折磨？我保证会给你的一个痛快的。”他咬牙从脖颈处将自己的脊椎抽了出来，36节椎骨膨胀，生长出骨刺，骨刺相互缠绕，形成了巨大的多节螺旋状结构，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攻城锥。尸骨脉，泰坦魔域之舞。辉夜恋将巨大的攻城锥提在右手中，挥舞了几下，只见每次向前突刺的时候，36节骨骼就会突然向前弹出，然后回缩，每秒钟能重复超过15次，爆发出密集的撞击声。辉夜恋随手破坏了身边的几块石头，向宇智波鼬展示了泰坦魔域的威力，那种瞬间破碎岩石的效果，就和拆除水泥路面的风镐一样，破坏力大得惊人。他得意地笑了起来，用这个泰坦魔域之形的骨锥，只要轻轻的一撞，你就会全身骨骼粉碎。放心，痛苦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只需要几秒钟，你就会死于骨髓渗透性休克。宇智波鼬呵呵冷笑，果然，觉醒尸骨脉的辉夜忍者脑子不太好使。没错，你的骨头太硬了，
我实在打不动。既然都确定了这个树没法杀死你，当然要换个能够杀掉你的树。火遁才是我最擅长的忍术。宇智波鼬的双手上跳跃出火焰，火焰的颜色更是瞬间从红色变成金色，直至接近于白色，稳定成为一双贴合手型的拳套样式。火遁焚化之拳。既然物理方式奈何不了尸骨脉的骨头，那就重新采用干掉灰叶海野的术，用火焰从内到外烧死它。灰叶恋看到火焰冒出来的时候，差点笑出声来，但随着火焰色彩不断变化，他感觉到了致命的威胁，得意的笑声戛然而止，面色阴沉的看向宇智波鼬的那双手。宇智波鼬嘴角勾起，说道：“现在我们继续第二轮战斗吧。”灰叶恋吐出一口气，将巨大的攻城锥丢下，然后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从手腕、手肘、肩膀、膝盖、脚后跟等等位置都长出来了长长的骨刀，更多的骨刀则从肋骨上延伸出来，很快他就彻底变成了刺猬的样子。火遁又怎样？现在你还能触碰到我的身体吗？伴随着灰叶恋的质问，他团身向前，整个人化作滚动的尖刺骨球，向宇智波鼬碾压而来。宇智波鼬突然一笑，用燃烧的双手合十，施展了另一个忍术——土遁黄泉爪。滚动的骨刺球瞬间陷入泥沼中，旋转自然进行不下去了，甚至他不放弃现在的动作就无法自拔。灰叶恋没有料到，眼前这个木叶忍者竟然能够同时使用两种遁术，一下子就挡住了他的攻击，并且把他弄得满身泥泞，狼狈不堪。宇智波鼬自然趁机冲上前去，对准骨刀的缝隙，狠狠地在目标身上打了4拳，留下了4个浅浅的拳印。但他很快发现，金色净白的火焰之种似乎没有向敌人身体深处渗透，他甚至有种火焰的附着也不紧密的感受。宇智波鼬觉得自己的拳印不怎么牢靠，可灰叶恋却觉得这4个拳印有种让他毛骨悚然的大恐怖，他一刻也不想让这个拳印留在身上。只见灰叶恋的皮肤翻涌，不断的撕裂又愈合，很快就有全身铠甲一样的骨甲从皮肤下面挤了出来。净白如玉的骨头上没有一丝鲜血，却赫然印4个熠熠生辉的拳印。拳印暴露到空气中后，立刻燃烧起金黄色的火焰，火焰散发出恐怖的高温，很快就将整个骨甲都吞噬，烧得噼噼啵啵作响。灰叶恋看到自己的骨头竟然被金色火焰烧成这样，忍不住后退了好几步，看向宇智波鼬双手的金色火焰拳套时，也是充满了忌惮，再也没有了丝毫的轻松。宇智波鼬此时也是吃惊至极，他从未想过尸骨脉在体内塑造的骨甲竟然是能够分层的，而且分了很多很多层。这样的分层不但能有效地阻止金色焚化火焰的渗透，还能像脱衣服一样脱下来，连带着将危害一并带走。多层结构，单层极薄，每层之间有真空阻隔。灰叶恋的皮下骨甲就像特高压变电站的转轴枢纽一样，具有超强的阻燃和电阻。宇智波鼬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任何忍术或仙术能够奈何得了这个灰叶忍者，哪怕是现在召唤自然闪电，那种多层骨甲也能很好的阻止电流贯穿。宇智波鼬愣住了，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完全打不动的家伙。宇智波鼬拼命搜刮大脑，想的脑子都打结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发起攻击，只能瞪大眼睛看着对方，用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吓唬敌人。灰叶恋并不知道敌人已经无计可施，他眼看着自己脱下来的骨甲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被金色火焰焚烧成了一捧骨灰，心中充满了恐惧。尽管这和单层骨甲过于单薄有关，但能焚毁和不能焚毁是两个概念。骨甲无法毁灭的时候，灰叶恋的勇气是无限的，敢于向任何人发起挑战。当骨甲能够被毁灭的时候，灰叶恋的勇气就像漏气的气球一样，瞬间就瘪掉了。这两个家伙看向对方，心里都在发虚，但又都摆出一副凶狠的表情。他们是麻杆打狼，两头怕，谁也不敢动手。结果自然是两个人原地对峙，相互间大眼瞪小眼，用各种各样的表情恐吓对方或者诱惑对方，期望对方露出破绽，从而抓住机会击败对手。这时候，骨灰上空正在向上飘荡的一朵金色火星，突然无声无息地膨胀成一团暗淡的红色火球，狸花猫从中踏步而出。三轮雅士的爪子上正飘荡着白色的火焰丝带，它从高空出现，四肢和尾巴全力撑开，连爪子都尽量地张开，努力地借助空气调整身体姿态，瞄准了灰叶恋的后脖梗，直扑而下。灰叶恋被宇智波鼬的对峙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三轮雅士的偷袭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他的纯白利爪狠狠地划过灰叶的脊椎，刨开了对方脊椎上的每一根骨头。对于觉醒了尸骨脉的忍者，断骨是最不好用的招数，切断之后必须加料，才能阻止他们的骨头瞬间愈合。折断骨头后再断口加料，这样的伤害甚至比直接拿走骨头更有效，前者只能慢慢清除加料，然后才能慢慢愈合，后者却只要直接复生骨头就行了。狸花猫添加的料自然是火焰，而且是依靠自然能量燃烧的纯白火焰，炙烤的脊髓滋滋喷香，疼的灰叶恋表情都扭曲了。他本来就觉得今天要杀的人太厉害，自己没有把握战胜敌人，因而犹豫不决。结果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玩火的忍猫，不但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出现在自己的头顶，但对方的攻击力可不是假的，一下子就废了灰叶恋的脊椎。三轮雅士留在伤口中的火焰，烧毁的不只是灰叶恋的脊椎，还有他的自信心。灰叶恋突然怪叫一声，伸手从背后拔出脊椎，将这根熊熊燃烧的骨头都在地上狠狠地盯了宇智波鼬一眼后，以最快的速度钻进了周围的浓雾中，头也不回地跑掉了。至此，宇智波鼬第一次和影级忍者战斗，以灰叶恋的撤退为终结，算是打了个平手。但此战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战斗的输家。灰叶恋气势汹汹地冲过来杀人，不但没有能够干掉人，到最后还是自己率先撤退，这当然是失败，失败透顶。而宇智波鼬做好准备和敌人战斗，打到一半发现自己奈何不了对方，全靠自己的猫仙人将对方吓走。两个人都暗暗发誓，未来一定要逮到这个敌人，然后带着自己的部下以多打少，宣泄今天的遭遇带来的憋屈。我必杀他！
看到雾隐忍军如潮水般撤退，大蛇丸这才驾驭着脚下的大蛇，向着战火平息的战场靠近。吓跑了辉夜恋后，宇智波鼬回到虎部队的指挥位，带着宇智波弟弟们返回九宝田村，那里才是他们的首位任务，可不能让其他忍者钻了空子。虎部队今天连续作战，精神高度紧张下，体力消耗得飞快，只是他们被自己的疯狂战绩振奋，精神亢奋下忽略了身体的疲惫。此时雾隐忍者已经撤退了，宇智波鼬更是一声令下，宣布战斗结束。宇智波忍者们紧绷的精神终于放松了下来，几乎就在他们松懈的瞬间，疲惫感就淹没了所有宇智波忍者。堂堂忍者竟然头晕目眩，站立不稳，他们就像是喝醉了酒一样，东倒西歪地坐倒在地面上。而15岁以下的宇智波男孩还在长身体，他们更是不耐辛苦。这些孩子松懈下来后，甚至昏厥了好几个，让宇智波鼬手忙脚乱了好一会。这时候，要是雾隐忍者突然杀个回马枪，虎部队别说继续战斗了，筋酸骨软的宇智波们连逃跑都做不到，只能指望宇智波鼬大爆发来保命。累坏了的宇智波们连水都喝不下，勉强吞下几枚冰凉丸后，他们甚至不顾身边的尸体没有清理，就一个个躺在泥水中睡着了。至于村庄外的战场上，那密密麻麻的尸体就更顾不得了。宇智波鼬的精神今天同样高度紧张，现在也有非常疲惫的感觉，能够给弟弟们放个哨，就是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了。就在他烤干一块废墟，一屁股坐在上面后，大蛇丸出现在他的对面。大蛇丸大人，您不需要统帅木叶忍军追杀雾隐忍军吗？大蛇丸听得出来，这是嫌弃他闲得慌。对于让木叶大获全胜的大功臣，大蛇丸有着额外的耐心和宽容。他笑着说道：“我在来之前就已经下达了反击的命令，具体执行上奈良鹿角能够做到完美，不需要我跟着指挥，木叶忍军就能很好的完成作战任务。”宇智波鼬呵呵地问道：“那3个隐疾忍者呢？难道也不需要您动手？咱们木叶忍者中也有人能够拿下他们？”大蛇丸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这个肯定不行，他们3个肯定得是我来处理，但我一个人打3个也很吃力，所以我是特意来找你，有了你的帮助，我的把握就更充足了。”宇智波鼬惊呆了，他反问道：“难道您不知道我还没有正式成为上忍？”大蛇丸不屑地说道：“上忍不上忍的就是个形式，我虽然没有看到具体过程，但我知道你和那家伙打过了。”宇智波鼬瞪大了眼睛，原来你看到饿了一部分，可你居然不来帮忙。大蛇丸对于宇智波鼬的眼神毫不在意，继续说道：“辉夜恋凶狠嗜杀，可你居然没有被他打死，这就是你实力够强的最好证明。你肯定是打不过辉夜恋这个隐疾忍者，但绝对有能力拖住他，然后朱露蝶拖住鬼灯家的隐疾忍者，剩下那个血之一族的隐疾忍者，我就有把握快速拿下了。”宇智波鼬连连摇头，没好气地说道：“我不去，我是靠着3轮雅士才能保住命的，不想再冒险了。”大蛇丸自信满满地说道：“别急着拒绝，也不用愁眉苦脸的，我从不用强制命令，我加钱。”宇智波鼬的脸立刻就变了，拒人千里之外的冰冷表情瞬间变成了温暖的笑颜。早说嘛，大蛇丸大人，您愿意加钱，那还不是什么都好商量。看到宇智波鼬变脸，大蛇丸满意极了，他就喜欢看聪明人变脸，太有意思了。他饶有兴致地欣赏了几秒，这才说出了自己筹码：“只要你去，我就给你算个 S 级任务。”好，干了。如果帮我干掉一个隐疾，就再加一个 A 级任务完成。不飘零半生，呸！大蛇丸大人英明神武，我将全力以赴。呵呵，记得和你的猫仙人一起，单单你一个可不行。放心吧，我们都会紧紧追随大蛇丸大人的。大蛇丸被逗得开怀大笑，跳到大蛇头上，沿着雾隐忍者撤退的方向追了过去。大蛇丸留下了一个影分身，用来监督宇智波鼬执行任务，也负责和即将到来的木叶忍者沟通。避开大蛇丸影分身的注视，宇智波鼬对着3轮雅士问道：“怎么了？”在和大蛇丸讨价还价的时候，3轮雅士就显得很毛糙，惊讶和难以置信的情绪顺着2人自然能量的紧密连接传递到了宇智波鼬的心中。3轮雅士小声地问道：“这个大蛇丸是真的喵？”宇智波鼬惊讶地回答道：“是真的呀，梨花酱你怎么会觉得大蛇丸是假的呢？大蛇丸可是冷军呢，据说是个又凶残又冷酷的忍者，可今天看到的大蛇丸不是的喵。你觉得今天见到的大蛇丸是个怎样的忍者？强大是无庸置疑的，然后眼睛有点吓人喵，特别像我最讨厌的蛇眼，不过他人挺和善的，还很风趣，和传闻中的冷军完全不一样喵。的确是和传闻中的大不一样，但今天的大蛇丸是真的，传说中的冷军大蛇丸也是真的。人嘛，总是有很多面貌，他们对待不同的人用的面貌都是不一样的。原来如此。3轮雅士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宇智波鼬说的对，大蛇丸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和面对3忍同学的时候肯定是不同的样子，但他为什么对你也不同于其他普通忍者喵？也许是因为他发现我是能够理解他的人吧。哟，你是在夸自己很厉害很优秀喵？啊，既然没有生命危险，而且有足够的好处，宇智波鼬行动还是很积极的。他很快把宇智波重信叫起来，告诉他自己要离开执行新的任务，命令他照顾好所有的弟弟，并且宇智波鼬特意强调，虎部队就在原地休息，不管是谁再来发布命令都不用搭理，记住，除了我亲自回来，不管是谁的命令都不用听。宇智波重信点头确认道：“我明白，谁的命令都不听。”此时，大批的木叶忍者也赶到了九宝田村，他们被惨烈的战场震惊到了，路过的时候无不侧目。尤其前来接手九宝田村防御的木叶忍者，是看到睡在血色泥水中的宇智波们，眼中的佩服之色根本无法掩饰。真不愧是宇智波家族的忍者，竟然能在雾隐忍者的围攻下活下来。可不只是活下来，看样子他们还打赢了。我粗略的数了一下，战场上的尸体绝对超过了3000，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也太不可思议了。3000人，
这也太疯狂了！不止3000人，据说还有很多尸体被烧得不成样子了，有可能总数会超过4000。4000，这，宇智波家族真不愧是木叶村第一豪族啊！我以前挺不服气的，但现在我实在是无话可说。是啊，哼，这么一比较，日向家族的忍者还真不行啊。虽然他们的眼睛很厉害，但我可没法想象他们能够一次杀死这么多的敌人。喂，这边就有日向家族的忍者，别说了，他们开启白眼了，快走，快走！议论纷纷的忍者很快就跑开了，只留下几位表情古怪并且青筋暴突的日向忍者。这可不是他们开了白眼，而是因为被质疑自己的家族，气得血气翻滚的结果。日向和宇智波的第一豪之争由来已久，自从默认千手一族等同于木叶村后，这种争论就开始了。如果是在战国时代，这种无聊的争端很好解决，双方干一架，死光了的什么都不是，活下来的自然是第一。毕竟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木叶村统一的大环境下，只能用嘴巴去搞文斗，那自然是掰扯不清，谁也说不服对方。写轮眼单挑厉害，白眼战略作用无双，宇智波忍者强无敌，日向忍者数量多，彼此的优势都不在一个领域内，不好直接比较啊。但今天不用比了，白眼的侦查能力再强，也比不上百人中队逆风挑战雾隐忍军来的震撼。更何况宇智波家族的忍者竟然打赢了，从根本上逆转了汤之国战局。不服是不可能的，就是因为没法反驳，日向家族的忍者才会两极分化。那些服了的还好，本来就是分家，躺平就好了。真正难受的就是眼前这一小队，领头的忍者却是个10几岁的年轻忍者，光洁的额头表示他是日向宗家。作为奴隶主的宗家忍者，习惯于各种奉承和服从，从未感受过这种被人质疑不行的事情，屈辱的感觉和与生俱来的骄傲让他硬是不服，却找不到任何能够支持他不服的理由，所以痛苦到了极点。小队中一名年近中年的日向忍者忍不住问道：宇智波家的忍者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而且还是群孩子。日向宗家忍者听到部下们的话后，心中的不痛快更加强烈，忍不住冷哼一声。而这一声冷哼却激怒了不远处的宇智波和司。作为宇智波忍者，他本来就看日向不顺眼，不仅仅是因为两个家族之间的斗气儿，更是因为那时候他开眼遥遥无期，对于几乎人人都能觉醒白眼的日向很不爽。后来宇智波和司得到宇智波优的帮助开眼，看日向不顺眼的理由消失了，但他又受到宇智波优对于日向家族鄙视的影响，对日向家族忍者的态度从不爽变成了看不起。所以日向宗家忍者的冷哼就让宇智波和司生气了，他噌地跳了起来，指着比自己还大的日向忍者骂道：白眼小混蛋，你哼什么？日向忍者听到有人骂自己，满心的怒火就被点燃了，他狠狠地看向骂人的家伙，想要看看是谁敢骂他，然后他被吓到了。宇智波和司并没有开启写轮眼，但勉强睡了2个小时就被拉起来剃了信众的斑井戒，因此眼中满满的都是血丝。他的瞳孔是黑色的，眼白却是红色的，这比写轮眼可恐怖的多了。日向忍者看到这双眼睛时就被吓了一跳，扑面而来的杀气更是让他们整个小队都是毛骨悚然。日向宗家的忍者甚至不自觉地摆出了战斗的柔拳架势。人类经历了大规模的杀戮后，因为屠戮太多的同类，不知不觉就沾染上了杀气，这是一种玄妙的感觉，能够在无形中威慑他所注视到的人，但杀戮者自己却很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宇智波和司就是这样，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散发杀气，看到日向忍者的紧张，反倒是一愣，然后就乐得哈哈大笑起来。日向家的忍者就这被我看一眼就腿软手软的，这哪里像木叶第一豪族的样子，笑死我了。哎，额头上是光的，你他喵的是日向宗家啊！哼，你才发现吗？无理的宇智，难怪这么废物，原来是日向宗家的垃圾。你这个垃圾来战场干什么？给我们增加负担吗？日向宗家被气疯了，他开口骂人了：混蛋！宇智波和司的声音突然加大，盖过了日向的声音。你才是混蛋！自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明明是个废物，却以为自己是高手，跑到战场上来给别人添麻烦。越说越生气的宇智波和司散发出了浓烈的杀气，震慑的日向宗家忍者头皮发麻，手脚酥软。他用蚊子般的声音反驳道：我没有给别人添麻烦。哈，你一个日向带着2个日向组成小队，这是什么垃圾配置？要忍术没忍术，要攻坚没攻坚，要侦查太浪费，这不是耽误事是什么？越说越气，宇智波和司向前走了2步，瞪着猩红色的眼睛，狠狠地盯着日向宗家，大吼道：就因为你是个只能和日向分家组队的废物，木叶忍者至少3个小队失去了侦查力量。这里是和雾隐忍者战斗的战场，没有白眼的木叶忍者小队最容易被雾隐忍者袭击，也最容易在雾隐之树下丧命。你还说你没有给人添麻烦？宇智波和司说到最后，声音已经震耳欲聋，杀气也是越发的肆意张扬，距离日向宗家忍者也是一步一步的靠近。这个少年日向宗家胆怯了，他下意识向后退了一步，想要远离这个恐怖的宇智波忍者，却没有想到脚下一软，向后坐倒下去。好在他的队员是2个老练的日向忍者，对于宇智波和司的杀气浑不在意。中年日向及时的扶住了自己的队长，另一个青年日向则跨前一步，隔断了2人之间的视线。他用平静如一潭死水的白眼和宇智波和司对视，反倒让和司感到心头一凛，感觉上和自己对视就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想寻死的怪物。宇智波和司退缩了，他不想和寻死的怪物说话，万一这货突然要和自己同归于尽怎么办？果然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但不要命的没有办法吓退一群横货。宇智波和司身后一个又一个人影坐了起来，他们的身体显得很僵硬，但通红的双眼却炯炯有神，浓烈的杀气因为起床气而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可怕的气场。
大声吼叫将大家吵醒的宇智波和司从新的加入了其中，宇智波们彼此支持，相互依靠，形成了坚不可摧的集体。再疯狂的疯子也不可能让一个坚强的集体感到害怕，受到集体庇护的宇智波也不会畏惧一个想死的疯子。恰恰相反，青年的日向疯子自己退缩了，他死寂如同死水的眼睛中，不知道什么时候闪过了一丝羡慕的情绪。小小的冲突以日向小队的退缩而结束，这件事并没有给木叶村造成任何影响，只是在木叶忍者中当作笑话说了一阵，然后就如风飘散了。但对于当事人的日向宗家忍者来说，这是过不去也没法过得去。他要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比宇智波忍者更强，证明自己不是废物，证明自己没有给人添麻烦。走，我们去海边，去截杀雾隐忍者。樱树少爷，我们的任务是清扫流散的雾隐忍者，保证补给线的安全。中年日向忍者的话没有说完，就被日向樱树一记耳光打断了。他不是躲不开，只是他更清楚自己躲开后会遭到更严重的笼中鸟处罚，只能硬挺着挨了这一下。日向樱树吼道：“我不知道我的任务吗？但这种打杂的任务做得再好，能证明我比宇智波家族的忍者强大吗？少爷，日向家族的强大不是正面和敌人拼杀。”住口！住口！住口！我不再是什么都不懂的孩子了，我知道，不能正面和敌人打出战绩，就是会被人看不起。你们都给我记住，日向白眼不是只为了侦查生的，我们日向单凭侦查永远也不能超过宇智波。樱树少爷，您不能这样，这真的很危险。我才是队长，你不过是队员，我是宗家，你是分家，你应该听我的命令。我的是少爷。跟着怒气冲冲的日向樱树，中年日向忍者越走越是绝望，他忍不住对身边的队友抱怨道：“你为什么不帮我劝劝樱树少爷？他这是找死啊！”青年日向忍者破天荒地露出了笑容，他笑着回答道：“一个奴隶的劝阻失败，再加一个奴隶也不可能改变什么的。我们两个奴隶一起努力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一起在地上打滚而已。你再说了，死亡多好啊！是啊，只是我的儿子。你担心的都是什么？家族不会浪费奴隶的，会有人把他养大的。也是，死就死吧。”木叶忍军对雾隐忍军的追击效果不大，主要是没有想到雾隐忍者竟然如此果断，抛弃了所有的物资，也不考虑坐船回去的事情，直接就冲到海边，踩着水跑掉了。一旦到了大海上，雾隐忍者就回到了绝对的主场。就算他们只有4000多名忍者，还缺少战斗物资，但也不是木叶忍军能够对付的。如果不顾现实的硬来，绝对会遭到一场伤亡巨大的战败，导致汤之国的局势再次变化。木叶村曾经有过这么一个隐疾忍者，他用上千木叶忍者的命，证明了自己不是指挥忍军的材料。好在今天的木叶忍者指挥官是大蛇丸，这个狡猾谨慎、足智多谋的家伙，第一时间就命令停止追击。很快，木叶忍者兵分两路，大蛇丸带着少数顶尖的木叶忍者继续追了上去，看看能不能再占到一点便宜，或多杀几个雾隐忍者。其他木叶忍者都回过头去，开始收拾残破的汤之国局面。木叶需要处理的工作很多，大量的流民、山贼、土匪、流浪的忍者和叛人都要一一处理，被摧毁的军事建筑也要重建，辛苦的工作还在后面呢。不过，逃到海上的雾隐忍者没有等到他们的舰队，相反的是，他们等到了舰队全灭的消息。灰夜恋抓住原本留守舰队的雾隐忍者，怒吼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的舰队是被谁攻击的？”这个雾隐忍者带着哭腔回答道：“是云影，我们遭到了云影的袭击。”灰夜恋怒吼道：“这怎么可能？我们的舰队可是远远的离开了海边，难道你们为了舒服违反命令停在海边了？”雾隐忍者委屈的回答道：“我们的确是在外海巡游，可是云影忍者就是从海上袭击的我们啊！”什么？没有人能够事先预料到云影忍者对雾影的攻击竟然是从外海发起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想到云影村会把自己压箱底的力量拿出来冒险。在雾隐忍者的描述中，云影村的攻击者只有4名忍者，但他们的实力却是碾压性的超过了舰队留守忍者。这4名云影忍者分别是3代雷影、雷影之子爱的兄弟比，以及最重要的主力8尾人助力部流比。这个组合能够随便攻陷任何一个小忍村，用来对付没有影级忍者的雾影舰队，效果是刚刚好。雷影之子爱和他的兄弟比正是即将成熟的 AB 组合，他们联手施展的绝牛雷离热刀，只是一击就将最大的一艘战舰的舰首切断了。3代雷影永远是独立作战，他全身闪烁着雷光，竖起4个手指，直接冲进了一艘战舰中，只一击就穿透了4层甲板，直接将战舰的龙骨打断。但不管影级忍者的实力多么强大，他们作为身高不到2米的人类，想要摧毁上百米长的巨大战舰还是非常困难的，至少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才能积累出足够多的破坏。这时候尾兽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8尾人助力才是云影此次突袭中摧毁雾影舰队的绝对主力。人助力不留笔，尽可能的解放了8尾，8条巨大的章鱼触手同时抱住一艘战舰，狠狠的发力后，2艘坚固的战舰就变成了残骸。就这8尾还是嫌弃不够快，因为损毁成残骸的战舰还能漂浮，于是他蓄力几秒钟后发射了尾兽玉，将这艘战舰船炸成了漫天飞舞的木条。当尾兽玉炸起的蘑菇云高高耸起时，破碎的战舰已经彻底从海面上消失了。8尾这一下是真的满意了，他对最后一艘战舰如法炮制，当然是跳过之前所有的步骤，直接发动尾兽玉爆炸，只一发就完成了彻底的破坏。然后就是疯狂的尾兽玉大放送，在海面上炸起一个又一个巨大的白色蘑菇。等到3代雷影他们彻底击沉2艘战舰，不留笔解放的8尾已经将海面上所有的漂浮物都变成了木板。尾兽的威力在这场突袭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能够完美使用尾兽力量的不留笔得到了3代雷影满意的夸奖。完美人助力，这就是完美人助力了吧？3代雷影大人，我还不是完美人助力，
因为我的身体素质差了不少，严重限制了八尾力量的发挥。哈哈，已经很不错了，我很满意。这样的战斗力才配得上战场大杀器的名头，以前的人助力简直都是废物。后面的事情就是雾隐忍者没有看到的，但他们也能够猜到的了。4个顶尖的忍者从海上走到海边，配合从陆地发起进攻的云隐忍者，共同围剿了沙滩上守卫临时码头的雾隐忍者，缴获了大量的物资。3代雷影带领下的云隐村总是能够抢到关键的节点，用敌人的物资弥补自身国力的不足。但雾隐忍者想不到的是，3代雷影这一次对来自雾隐村的收获并不满足。雾隐村实在是太穷了，缴获不能满足胃口，3代雷影就带着云隐的精英忍者，跟着在混乱中向南逃窜的雾隐舰队生还忍者，希望能够尽最大努力地消灭雾隐忍者的有生力量。如果能够一举将雾隐忍者赶出忍界大战，云隐村就能集中更大的力量向西河炎影忍者作战。他们从北方向南迅速靠近汇合后的雾隐忍者，而木叶忍者从西面也在快速地接近雾隐忍者，3大忍村即将汇合。宇智波鼬跟着大蛇丸追踪雾隐忍者到海上，在茫茫大海上自然是找不到任何痕迹的，但犬种家族的忍者和有女家族的忍者表现出了他们的价值。2个家族忍者的人犬和寄坏虫竟然都能凭借着嗅觉追踪空气中残留的气味，人犬善于追踪敌人的踪迹变化，寄坏虫善于续接断开的气味线索。两者结合后，木叶忍者们居然能够一路追踪，没有被雾隐忍者甩掉，实在是让宇智波鼬大开眼界。他忍不住说道：“梨花酱，看起来人犬一族也是有点恭喜的嘛，以后要更加的重视他们一些。”三轮雅士却是满不在乎的说道：“人犬一族有什么好重视的喵？他们已经不算是独立的忍兽种族了，和我们不是一回事喵。平时和笨狗黑丸闹着玩，那是因为优和犬种长是同学，我才和黑丸有了联系。猫城堡和人犬一族已经毫无关系了喵。我们忍猫一族需要小心的是金刚猿族、妙木山的巨蛙一族、龙地洞的巨蛇一族。”宇智波鼬明白了三轮雅士的意思，原来在忍兽的角度上看，人犬已经不再算是一族，他们就和寄坏虫一样，是从属于犬种家族的一部分力量退出了忍兽族群的竞争。但这可不能算是最坏的选择。某种程度上，人犬一族也驯化了犬种一族，有了这个人类的忍者家族替自己操心，从吃穿住行到生崽子都有了着落。人犬只需要关心战斗就能保证生存，而且还能生存得很好。可是帮助人犬节约了海量的资源和力量呢？这就和小麦驯服农耕的人类差不多。有了人犬和寄坏虫的帮助，木叶忍者的追踪就走了直线。再加上能够被大蛇丸挑出来带到海上追击雾隐忍者的都是精英上忍，他们的速度自然超过了大群的雾隐忍者。经过了整整1天的追击，木叶忍者终于追上了雾隐忍者。但木叶忍者远远的就看到了巨大的章鱼触手，足足8只巨大的触手正在攻击雾隐忍者。隔着老远，那种冰冷阴狠怨毒的感觉随着庞大的查克拉波动就被木叶忍者感知到了，于是无人不知那是尾兽的查克拉。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对视一眼，和这个尾兽的查克拉相比，之前他们砍了8条腿的巨大章鱼所散发的查克拉单薄的就像浸湿的厕纸。三轮雅士感受着狂暴的尾兽查克拉的波动，不知不觉的就产生了奇怪的联想，不争气的眼泪从嘴角流下。他喃喃道：“这只章鱼好像更大喵，查克拉真是强大的，让我发怵喵，好想尝尝这种更大的章鱼腿喵。”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有着相同的脑回路，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呼出去，经过好几轮的深呼吸才恢复了情绪的稳定。擦去嘴角可疑的水渍，宇智波鼬遗憾的说道：“8尾的查克拉量可真大，这样的查克拉组成的血肉想必会很美味，可惜今天是吃不到的。能不能留下个标记喵？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去找他，就像去找大章鱼一样。”“好的，我等下试一试。”大蛇丸呵呵的笑了起来。原来云影的3代雷影和我想的一样，都想要尽量的杀死更多的雾隐忍者，还都动用精锐忍者进行追击。我们的运气不错，云影先一步追上了雾隐，他们先打起来了。这下子我们的选择可就多了。大蛇丸意味深长的看着战场，安静的思考着。所有的木叶忍者都安静的站在海面上，等待大蛇丸做出最后的判断。没有人注意到，每当大蛇丸的视线扫过8尾的时候，贪婪和好奇就会让他情不自禁的多注视那么几个刹那。好在冷军的称号不是白给的，大蛇丸很快就压制住了自己的贪婪，收束心神，集中注意力思考接下来的作战计划。好不容易追踪到了雾隐忍军，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就掉头回去。我决定了。大蛇丸突然开口说道：“不等了，我们稍微换个方向，冲上去和云隐忍者一起夹击雾隐。”是。宇智波鼬在。你的火遁忍术声势最大，哪怕是在海上也足够能震慑人心。等下就由你来做开场攻击，必须给我镇住8尾人助力，让他不要太嚣张。我明白了，大蛇丸大人，不会让你失望的。马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先把我夸一通，然后再照着死里用，根本不给我拒绝的机会。回头还得想法敲诈一下大蛇丸，不然我心里堵得慌。雾隐忍军和攻击雾隐舰队完全不同，虽然雾隐忍军的数量远比预期的少，但其中上忍、精英上忍和影级忍者的数量一点都不少。这么多强大的忍者相互配合，完全可以杀死8尾。所以8尾人助力不留笔面对雾隐忍军是不敢完全解放8尾的，他必须保持着自己的主动性，避免8尾因为体型差异和认知不足落到忍者的陷阱中。就算是在半解放状态下，8条巨大的触手释放出来，依然在雾隐忍者群中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每一次挥动都能将海面上的雾隐忍者打飞一大片。就算是在海面下，8尾的触手也比雾隐忍者灵活，随便一卷就是好几个雾隐忍者落入触手中，被吸盘牢牢固定后活活的碾成肉泥。但雾隐忍者也不是白给的，
很快就给八尾的触手上打出了大大小小的坑洞，尤其是冰盾造成的大块冰凌，不但能让八尾触手速度变慢，而且还能持续放血。那些深蓝偏紫的血液流淌出来，很快就变成了浓烈的查克拉，消散一空。木叶忍者感受到的尾兽查克拉就源自于此。不流鼻很快就感觉到自己受到的攻击越来越强，渐渐的难以承受了。突然，他身体左侧的海水凭空涌起，形成一个比八尾还要高的海水大山，最高的位置上站着一群雾银忍者，领头的是一个沉稳的中年雾银忍者。八尾没有什么感觉，但不留比第一时间感受到中年雾银忍者正是所有忍者查克拉运转的中心，他负责调配所有忍者的忍术平衡。没有任何犹豫的，不留比指挥八尾的触手高高举起，然后对准中年雾银忍者砸了下去。只要杀了他，雾银忍者之间的平衡就会打破，巨大的海水大山就会失控，在重力的影响下垂直落回大海，对八尾和云银忍者毫无威胁。中年雾银忍者冷冷一笑，双手结印陡然一变。此时所有的雾银忍者也跟着做出改变，但印却与他不同。水遁大爆水冲波，巨大的海水之山爆发了，数亿吨海水向着八尾人助力倾泻喷发，打得八尾的触手根本落不下来，甚至站立不稳，向后翻倒。云银忍者虽然实力强大，但面对着高达数十米的人造海啸，也是毫无抵抗能力，被冲了个七零八落。三代雷影站在原位，狠狠地击溃了冲向自己的海水，但被击溃的海水会在他身后再次合拢，大致他无法庇护身后的云银忍者。号称最强之盾的三代雷影也只能无奈的撤退，跟随着海水的冲击而撤退。就在云银忍者自顾不暇的时刻，那个中年忍者却出现在浪头之上，他的稳重此时已经化作了得意。雾银忍村可不只是三大忍族，血祭献界也不只是冰盾和尸骨脉，还有我赵美家族的废盾啊！此时，中年雾银忍者那碧绿色眼睛中金光闪烁，红棕色的头发在海风中激烈的摆动，他的查克拉全面沸腾，施展出了自己最得意的忍术——废盾巧雾之术。雾银忍者将双手拍在浪头上，酸性的雾气没有丝毫散发，快速地融入了海水之中，改变了海水的性质，大海的颜色甚至都变成了浅蓝色。很快，被卷在海水中翻滚的云银忍者就感受到了变化，他们的武器、衣物还有皮肤在海水中溶解了，腐蚀带来的痛苦让忍者们惨叫不已。在海面下惨叫可不是好主意，有些人立刻感到气息不足，本能的拼命上浮，试图恢复呼吸。但他们本来就是被水遁忍术卷入海下的，上下左右全然分不清，为了避免错上加错，才在海水中等待忍术效果过去的。突然的气短逼得云银忍者不得不提前挣扎，这就只能看运气了。有些人幸运的找对了方向，回到了海面上活了来，但有些人就找错了方向，憋屈的淹死在大海之中，尸体沉入海底，成为底栖生物的盛宴。但还有些倒霉蛋，水性差劲到令人抠脚，痛呼之后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喝水，将腐蚀性的海水吞进了肚子，灼烧了喉咙和内脏，在淹死之前就被腐蚀了内脏而死。雾银忍者的一个联合施展的忍术，云影就死掉了16名忍者。三代雷影心疼的不得了，这些忍者都是他挑选出来的精英，最低的也是即将晋升特别上忍的资深中忍，这么多的损失相当于打了一场大战役，实在是重大损失。雾银忍者看到了这一幕，顿时士气大振，他们欢呼起来，自发地冲向敌人，连续遭到失败和大规模死亡的预期终于消散。三位影级指挥官此时的心情有点复杂，这不是他们指挥的结果，刚才三人各自迎战自己的对手都没有成功完成的任务，竟然被小忍族的上人搞定了。尤其是辉夜恋，整场战斗中都被三代雷影压制。在他的感受中，那个雷光电闪的家伙速度太快了，所谓最强之盾他根本没有机会验证，从头到尾都是被人殴打，全靠坚硬的骨头硬抗伤害。结果赵美上忍带着一群雾银忍者发动攻击的时候，辉夜恋根本拦不住三代雷影，让人家第一时间回去组织防御，尽管没有挡住大爆水冲波的海啸，但也没能冲散云银忍者。要是他能拖住三代雷影，这回就不是雾银忍者士气大振围攻云影，而是雾银忍者追杀四散逃命的云银忍者了，真是让人遗憾。雾银忍者的围攻打得云银忍者抬不起头，哪怕是三代雷影和 AB 组合够强，但需要照顾的部下实在太多，无不是手忙脚乱的打不开局面。就在这时，三代雷影吼道：“不留笔，我需要大爆炸，给我来个尾兽域！”换成其他任何人这么说，不留笔一定会犹豫，担心会不会把自己人一起炸掉。但三代雷影的命令毋庸置疑，他毫不犹豫地全解放了八尾，狂笑着喊道：“牛鬼，让忍界见识见识你的威力吧！”八尾瓮声瓮气地说道：“这话你昨天已经说过了，下次换个词吧。”说完，八尾巨大的牛头张开嘴巴，面朝天际仰天嘶吼，8条章鱼触手高高竖立，无数高密度的阴阳属性查克拉汇聚在嘴巴中心的一个点上。突然，一团黑色的能量球出现在汇聚点，随着查克拉的持续灌注，漆黑如墨的能量球急剧膨胀，变得越来越大。尾兽域，这是尾兽们最强大的攻击手段，但不是每只尾兽都会这个技能，据说1尾、2尾和7尾都不会，而8尾和9尾的尾兽域最为强力。这两只尾兽的尾兽域海可以持续蓄力，产生威力100倍、1000倍放大的尾兽域。雾影村有2只尾兽，对于尾兽域也是有感性的认识，看到黑色光球出现，就知道绝对不能让8尾发射出来。无数的雾银忍者冲了上去，一道倒水柱如同巨矛突刺8尾的嘴巴，试图打断8尾的蓄力。但这些努力都被三代雷影和 AB 组合打破，就算有几个漏网之鱼，也根本不能影响8尾的蓄力。很快尾兽域就膨胀到极限，然后被8尾发射了出去。在雾银忍者惊叫、云银忍者欢呼中，尾兽域落到了云银忍者的中心。
轰！大蛇丸为首的木叶忍者同样看到了八尾，也看到了那个蓄力的巨大尾兽玉。木叶忍者们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在上一场战争中，尾兽玉可是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不是任何忍者能够正面抵抗的术，动辄会造成数以百计的伤亡，是忍者心目中最恐怖的攻击，非人力可以抗衡。这时候，宇智波鼬的认知又一次坑了他。他对尾兽玉可没有什么发自本能的畏惧，甚至充满了好奇之心，全神贯注之下就没有及时注意到身边同伴不约而同的止步。好在宇智波鼬感官敏锐，反应也足够快，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停住了脚步。但他此时就跟在大蛇丸身边，向前多走了半个身位，对于大蛇丸来说就显得太多了。大蛇丸饶有兴趣地转过头来，笑着问道：“宇智波鼬，你向前走了半步，难道是想和尾兽玉掰掰手腕？”宇智波鼬苦笑：“大蛇丸大人，别开玩笑了，我怎么可能和尾兽玉对抗？我只是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尾兽玉，难免好奇。”大蛇丸说道：“原来如此，你才18岁，没有参加过上一次战争，确实是第一次见到尾兽玉。”他接着感慨道：“年轻很好，看到尾兽玉第一反应是好奇，不像我们这些老家伙，看到了第一反应是转身跑路。”大蛇丸召集的精英忍者普遍是28岁到38岁之间，宇智波鼬不但是年龄最小的，还是落差最大的。大蛇丸说他是年轻人，所有人都感觉到非常的认可。他的话在木叶忍者中引起了哄堂大笑，木叶忍者们甚至开玩笑的说道：“大蛇丸大人说的对，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逃跑的欲望。哎呀，年轻人火力壮，冲上去说不定真能把尾兽玉挡住。哈哈，要是我年轻20岁，我也冲啊！”拉倒吧，你18岁的时候，我也没见你有这么勇敢。在虎部队中充当老大哥的宇智波鼬，现在只是个弟弟，还是至少小了10岁的弟弟，他什么都不能说，说什么都是错。宇智波鼬深知语言是世界上最软弱无力的辩驳，想要这帮老大哥们闭嘴，最好的办法是行动。他看了一眼周围的30多个上忍和特别上忍，有犬种、有女、日向、奈良、山中、秋道，除了宇智波和猿飞，几乎都凑齐了。是个不错的时机嘛，恰当的展示可以让我的上忍之位理所当然，冲淡3代火影故意营造的提拔我的印象。宇智波鼬晃晃脑袋，活动手腕，缓缓地运转体内的查克拉。现在他的背后和左右都有日向家的上忍，还都开启着青筋暴突的白眼。宇智波鼬必须小心翼翼地控制体内伪造的查克拉流动假象，不能被他们看出破绽。就这样缓缓地积蓄到了足够的查克拉，果然引起了3位日向的瞩目。好在巨大的尾兽玉很快就被发射爆炸，掀起了山一样的海浪和冲天的蘑菇云，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爆炸的冲击波封面密密麻麻的都是雾影忍者，他们都将包裹在水牢之类的水球中，顺着爆炸的冲击波减少伤害。而做不到这一点的雾影忍者自然就当场化作了渣渣。这时候连躲在水中都不保险，巨大的冲击波在水下传递的威力会更大，速度也更快。大蛇丸看着尾兽玉冲击波扩散，向着木叶忍者这里迅速靠近，他眉头一皱，正想说撤退的时候，宇智波鼬双手摆出虎印，漫步从他身边走过。大蛇丸立刻就改了主意，将嘴边的撤退命令咽了回去。他想要撤退是因为麾下30多个上忍中，实力强大的比比皆是，但擅长大规模忍术的一个都没有。大蛇丸对宇智波鼬很重视，不然也不会在最困难的时候将宇智波鼬和虎部队摆到战场最关键的位置上。尽管他当时很可能是死马当活马医，又或者就是故意用宇智波少年们的命换取更多木叶忍者的命，但能够从数千忍者中把他挑出来，就证明心里是有深刻的印象的。但宇智波鼬毕竟是刚刚崛起，留给大蛇丸的印象还不够深刻，至少在电光火石间的决策中，大蛇丸还是会不自觉地忽略宇智波鼬。好在看到了宇智波鼬的瞬间，他也就想到了这个最年轻的中忍却是擅长大型忍术的忍者，这才及时地终止了撤退的命令。不然大蛇丸命令出口再收回，就多少要有点尴尬了。什么命令说出口后就您死光下属也不改变，那是团藏塑造自己权威的愚蠢做法，不是大蛇丸的风格。冷军想要的只有胜利，为了胜利，他会保住尽可能多的部下生命，他会不在乎自己的脸面，也不在乎命令一些忍者去关键点送死。但奇怪的是，木叶忍者反而对他非常信任，就算是送死的任务也从不会有任何怨言，因为大蛇丸的决断非常理性，能够最大限度带领大家赢得战争。因为信任大蛇丸，木叶上忍们对大蛇丸注视后却默许的宇智波鼬行动也抱以巨大的期待，没有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向后逃跑，也没有人为自己准备防御的忍术。三轮雅士蹲居于宇智波鼬的头顶，两人再次合作，施展了两火相合的体外合成仙术。宇智波鼬已经为这个仙术取了名字，仙术，喂，好火灭却。宇智波鼬鼓起胸膛，从嘴中吐出蕴藏超强查克拉形成的炙热火球。三轮雅士伏地身体，也从嘴中吐出蕴含超强自然能量的蓝白火线。蓝白色火线缠绕上炽热的火球，轻而易举地改变了火球的形状。查克拉和自然能量碰撞融合，在宇智波鼬的控制下形成了仙术查克拉。随着支持火球的查克拉性质改变，火球变成了金色，并且膨胀起来，形成了高达几十米、横向展开数百米，并且还不断扩展范围的滔天火海。火海的热量让空气扭曲，瞬间就让海面沸腾，蒸发出了大量的水汽，整个海域的温度骤然提升了数十度。哪怕是在宇智波鼬身后的木叶忍者，也都感觉到身体被辐射的微微灼烧感。木叶上人们眯着眼睛，减少火焰光芒对眼睛的刺激，心中却是感慨万千。宇智波鼬真不愧是被大蛇丸看中的忍者，这个和通灵兽合作的忍术，强大的就像三代火影大人亲自使用一样。
宇智波家族又多了一个真正的天才，不但能够指挥宇智波忍者顶住数千雾影忍者的围攻，还能用出如此威力的火遁忍术，真是让人羡慕。看到这漫天的火焰，木叶忍者们感慨万千，云影忍者们惊骇莫名，不知道是木叶哪个强大忍者来到了战场，在大海之上都能用出如此规模的火遁忍术。但雾影忍者们的感觉就完全不同的，他们可是身处火焰的中心，用自己的身体体验到了水遁克制火遁是有极限的道理。水牢之处的水被火焰煮沸，沸腾的气泡滚滚向上，身处其间的雾影忍者无声的惨叫，有些被活活的煮死在自己的数式水球中，有些及时撤除了水遁忍术，却被澎湃的鹅热浪点燃了身体，当场烧掉了暴露出来的上半身。只有那些忍术娴熟、心灵稳重且经验丰富的雾影忍者，才能及时将水牢之术替换为多重水阵壁，利用多层水阵壁阻挡热量的传递，保住了自己和战友的生命。来自北面的尾兽预暴风滚滚向前，来自南面的好火灭却激荡推进。当两者冲撞到一起的时候，雾影忍者们受到了最大程度的考验。风暴过去，蘑菇云依然高耸，大海依然沸腾，雾影忍者鼓舞起来的士气却已经再次被打垮。这时候，雾影忍者的士气已经再也不能鼓舞了，连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赵美上人也在高喊：撤退，撤退！这是所有雾影忍者的共识，所有人都知道不可能再反击了，哪怕实力上没有问题，但人心已经不允许了。顺风杖真功奋勇向前，逆风局拼命想都别想。这就是雾影村这样的散装忍村最大也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幸存下来的3000多雾影忍者一哄而散，他们没有执着地向着水之国逃窜，而是向着四面八方的空荡钻了过去。云影忍者和木叶忍者从未想过会突然爆发这样的意外，他们两家加起来都不到100名忍者，措手不及之下根本没有办法拦截雾影忍者的猪突狂奔。三代雷影和大蛇丸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决断，追杀鬼灯家族、血之一族和辉夜一族的忍者，他们中在优先鬼灯。云影忍者和木叶忍者散开，展开了毫无顾忌的追杀，他们甚至在雾影忍者人群中穿过，却没有一个雾影忍者进行拦截，他们只会拼命的让自己距离敌人更远一点，再远一点。大蛇丸如愿以偿的截住了血之一族的灵，三代雷影凭借速度拦截了辉夜链，至于鬼灯朔月则被 AB 组合拦截。不留比此时正在拼命的安抚八尾牛鬼，避免自己因为尾兽的兴奋过度而失控。他深知此时他的安全并不保险，虽然战场上雾影忍者已经彻底没有威胁了，但木叶忍者还在，他们同样是虎视眈眈的敌人。这个纹面忍者的顾虑非常正确，宇智波优此时就潜伏到了他的身边，对这位人助力虎视眈眈。他和三轮雅士已经确认，他们吃到的章鱼腿绝对和八尾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当然，肯定不是父子血脉关系，而是八尾的血流淌后被其他生物吞噬后，抗过了血液的反噬后引起的生命形态变化，大概就像金角和银角吞噬九尾的血肉啊。总之，受到美食的诱惑，同时也是对忍界最大的人造查克拉生命好奇，宇智波优带着三轮雅士溜了过来，看看能不能抓到机会搞点八尾的血肉。谁成想，八尾人助力这里竟然没有发生战斗，这让宇智波优十分无奈，这可怎么浑水摸鱼？就在此时，他敏锐地察觉到脚下的海面有些异样，虽然感觉不出来有什么，但海面上的波纹有了些许差异，而这些差异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 S 型的纹路。大蛇丸，我去，那边那个和冰盾忍者打得昏天黑地的是万蛇，他也是来打八尾人助力主意的。宇智波优受此刺激，突然想起来，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八尾人助力不留笔，在第4次忍界大战中就是秽土军团中的一员，他说过自己的死就是大蛇丸干的，八尾牛鬼还因此丢失了一根犄角。宇智波优回想起这些细节，顿时心里有底了。大蛇丸引爆八尾暴走，弄死不留笔的地方可是云隐村，他不可能不做任何准备，就贸然进入敌人的大本营。而且针对八尾人助力下手，居然一次性就用药物搞定了。要说事先没有做针对性的准备，就这药物就没法调配出来。毕竟人助力的存在是生命形式的重大改变，人类为了适应尾兽的存在，整个生命早已非人化。抽离尾兽人助力就死，竟然连生命力爆表的漩涡一族都不能例外。从这个角度看，尾兽实际上成了人助力的一个重要器官，嵌入了人助力的生命系统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人助力下的药和对人类下的药必然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不同尾兽的人助力能够起效的药剂也是不同的。大蛇丸事先一定搞到了不留笔的血肉样本，甚至早就做下了一定的手脚，这才能一举放翻这个强大的人助力。宇智波优放心了，决定就不动声色的看大蛇丸会做什么，说不定今天能趁着大蛇丸的下手，给八尾人助力身上做下自己的手脚。嘿，一想到能够利用忍界第一科学家大蛇丸的手，悄悄的做自己的事情，宇智波优就莫名的兴奋。明明是班门弄斧，结果发现自己好像能赢，这怎么能不兴奋呢？要好好的潜伏，必须保持好风遁术，稳稳的隐匿于风中，能不能从大蛇丸手上拿到老六领域的第一次胜绩，就看这一把了。大蛇丸心中毛毛的，他利用幻术、变形术做了一个相对真实的假人，骗过了众多忍者，也骗过了万蛇，让万蛇和冰盾忍者对战，掩饰假人基本为零的战斗力。但时间肯定不能拖得太长，万蛇并不是敌人的对手，能够借助疯狂的镜头压制敌人10几分钟就是极限了。大蛇丸知道自己必须尽快完成动作，然后及时返回，但他就是觉得不对劲，似乎有什么人在看着自己，在背后盯着自己。可是所有的手段都用了，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证明有人，除了自己的直觉。疑神疑鬼的大蛇丸犹豫了很久很久，最终还是下手了。实在是机会难得呀！尾兽人助力是忍村的最大机密，不论是踪迹还是其他一切情报，都会受到忍村的全力保护。在今天之前，大蛇丸只知道云隐村有2位人助力，分别是2尾和8尾，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男、女，
高、矮、胖、瘦、强、弱、遁数，这就是云隐村2位人助力在木叶村的全部记录。除了知道有这么个存在，其他的全都是问号。现在在战场上意外的确认了八尾的身份，他身边还没有大批的忍者护卫，这可是百年不遇的天赐良机，大蛇丸怎么可能放过？就算是直觉报警，就算是心中忐忑，他也还是小心翼翼的下手了。下毒，果然是下毒。大蛇丸是从下毒开始的，他下的毒实在是太隐秘，也不知道有多少个阶段，从不着痕迹的毒药开始，步步增强毒药的效果和症状，却让中毒者自己毫无察觉。不仅仅是八尾人助力没有察觉，就连旁观者宇智波优也没有察觉。尽管知道大蛇丸要做点什么，但直到毒药的效果初步显现，宇智波优才从不留比失神的状态中发现端倪。大蛇丸用的手段大概是混毒，但也有可能起步的时候用的不是毒药，就是能够让人身心放松的药剂，甚至熏香。总之是用了漫长的10分钟左右，不留比才出现了一瞬间的失神。同时，他体内的八尾注意力被一股从万蛇身上爆发的查克拉吸引走了。那是九尾的查克拉，由不得八尾不重视。等到牛鬼确认那只是某种沾染了九尾气息的道具，而不是九尾本身后，他的人助力已经被人接近，不但窃取了一点血肉，还用长针在脊椎中注射了微量的神秘药剂。大蛇丸得手后，就在第一时间离开了。万蛇已经被打半截，身体都被冻结，全身上下就剩一张嘴还能攻击，支撑不了多久就会被强制打回龙地洞。大蛇丸必须在此之前赶回去，替换掉自己的假人，坐实完美的不在场证据。在大蛇丸离开后，以及八尾牛鬼的注意力转回来之前的瞬间，宇智波优也下手了。他用手在不留比的左肩轻轻一按，打入了一道封印术，构成印记，然后消除了一切查克拉的痕迹。确认做好的手脚毫无破绽，宇智波优满意的点点头，随风消失了。宇智波优随风而散，仅仅1秒钟，连风都消散不见了。此时不留比全身一震，清醒了过来，但在温和的药物作用下，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刚刚失神的事情。他倒是觉得自己的左后腰有些酸痛，就像是被针扎了一样，但仔细检查一番，却什么都没有发现。正在他打算继续检查的时候，八尾的声音在他的心中响起，还以为是九尾呢，结果只是个封印了他查克拉的卷轴。不留比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问道：哦，那个卷轴封印了九尾的查克拉，牛鬼，你有没有发现那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完全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卷轴感觉就是单纯的收集和释放九尾查克拉。不可能，冷军大蛇丸是个非常狡猾的家伙，还是个非常厉害的忍术专家，他一定做了什么事情，只是我们看不出来。也许吧，木叶忍者总是非常的狡猾。哼，你们云隐忍者也一样，我们云隐总还是好一点的吧。哼，你们的3代雷影不错，能够陪我摔跤玩，你的弟子最好了，他唱的歌有意思。啊，那小子哼唧的是歌？还挺有意思的。身为人类，我完全不能赞同，那只是你的感觉，你们云隐村中也有很多忍者喜欢的。这个世界太奇怪了。随着对话的进行，不留比把那一点点的疑惑忘记了，一切就这么自然而然的被掩盖了下去，毫无痕迹。灵交好的脸庞上毫无表情，平静如水的刷着铺天盖地的冰锥和冰凌，对那条巨大的忍蛇保持稳定的输出，好像一切尽在把握之中。实际上他的内心慌得很，因为大蛇丸只是站在忍蛇的脑袋上，阴恻恻的笑着，却一点动手的意思都没有。不，他其实也动手了，拿出来了个奇怪的卷轴，释放出一股强大的查克拉。那查克拉相当可怕，让人毛骨悚然的，但却没有任何实际的杀伤效果。但这可是大蛇丸，毒、封印术、忍术、禁术无所不通，性格残忍暴虐，阴险毒辣的大蛇丸，他会做无用功。因为无法猜测到大蛇丸的行为目的，林的内心7上8下的，完全没有着落。但他也不敢逃跑，因为自己的背后有血之一族忍者和附庸忍者，足足上千人的队伍。如果他不能拖住大蛇丸足够的时间，任由对方追上去疯狂杀戮，天知道对方会造成多大的伤亡。突然，林的查克拉沸腾了，他的双手如同翻花一样快速结印，突然施展出他的绝技秘术冰盾大红莲地狱。一点蓝色的星光出现在他的指尖，但下一瞬就出现在了万蛇的舌吻前，不等万蛇做出任何反应，蓝色的光辉爆发出强力的光，让整个战场上的人都觉得眼前一片苍白。好在视野的丧失只持续了一瞬间，但恢复视力后，忍者们惊奇地发现整个战场下雪了。越是靠近冰盾忍者林，雪花就越密集，但在降雪最密集的中心，万蛇已经被冻结成了一座冰雕，包括他头上的大蛇丸同样被彻底的冻结。他们的身后甚至还有无数大小不等的冰凌，以蓝色光点爆发的位置为圆心，呈放射状向后延伸。大蛇丸大人，木叶忍者都惊呆了，看着被冰封的大蛇丸不知所措，被他们拦截的雾银忍者也傻眼了，甚至顾不得趁敌人发呆赶紧逃跑。就算是3代雷影这样的人物，也不可避免的失神了。他将辉夜链踩在脚下，看着海面上巨大的冰雕发呆，心中估算着自己中了这一招，会不会像大蛇丸这样被冻结。思前想后，3代雷影觉得自己还真的是没有把握，冰冷不太可能要了自己的命，但把自己像大蛇丸一样冻硬，好像是无法避免的问题。不由得动了心思，要不要现在去把这个冰盾忍者杀掉？正好他现在看起来就非常的虚弱。林确实很虚弱，大红莲地狱是一个还未成熟的术，正常使用需要78个印，在大蛇丸面前结78个印，这就是找死啊！幸好他研究出了特殊的施术方式，可以用全部的查克拉换取4个印触发，果然成功的将大蛇丸冻结。但骤然使用全部的查克拉，对身体的负担非常之大，并且忍者的体力和查克拉深度绑定，当查克拉全部用光，体力也就随之消耗一空了。喘息了好一会，林从细胞中再次榨取出一丝查克拉，在食指位置凝聚出一枚冰锥，
投射到万蛇竖直的身体上。随着冰锥击中万蛇，发出了叮的一声轻响，随即就是无数冰裂的声音炸响，然后变为玻璃的碎裂声，最终则是冰山垮塌的山崩轰鸣。万蛇的身躯本来有大半藏在海面之下，随着上面的崩溃，水下部分就冲出了海面，也随之崩溃碎裂，然后更多的身躯浮出，碰撞、落水、碎裂，无数的冰屑飞溅，在空中形成了冰雾，完全笼罩了万蛇的身体，将这幅崩溃的画面隐藏了起来。但林的表情却骤然铁青，他在崩溃发生前听到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看到了一团白烟在冰块中爆发，那是通灵术被解除的迹象。大蛇丸没有死，他也没有被冻结，他及时的解除了自己通灵兽的通灵状态，将他送回了龙地洞。在漫天飞舞的冰雾中，大蛇丸的沙哑的嗓音说道：“真是非常厉害的冰盾，我差一点就被你给干掉了，真的就差一点点。”人法万蛇罗之阵。手脚酸。德林察觉到了脚下的异常变化，但他却无力躲避，被突然冒出来的毒蛇咬住了脚踝，随之就是无数的毒蛇盘旋而上，将这个亲密的忍者淹没在滑腻的鳞片之下，很快就随着毒蛇的消失而一起消失了。也不知道是被大蛇丸的蛇给吞食了，还是被毒素毒倒，沦为了大蛇丸的试验品。大约后者的可能性更高。但不管怎么样，冰盾使者灵已经不存在于忍界了。三代雷影哈哈大笑，太好了，自己刚刚有所担心，大蛇丸就替干掉了这个忍者，真是省了许多的麻烦。然后这个肌肉虬结的半老头看向脚下，狞笑着说道：“蛇皮小子很能干，我可不能落后啊！死吧，骨头小子！”辉夜恋突然觉得背后的海面变得无比坚硬，胸口的大脚压力也骤然增加，他体内的骨甲咯咯作响，死亡已经近在咫尺。面对死亡，辉夜恋再也顾不得尸骨脉的反噬，倾尽全力爆发了。尸骨脉，蒲公英之舞。尽管用了个轻飘飘的名字，但这是辉夜家族的最高秘术之一，是足以和早觉之舞相提并论的强力秘术，威力绝对不差。无数的白色骨牙穿透了辉夜恋的皮肤和衣物，如同真正的生命一样疯狂的生长，野蛮的绞杀接触到的一切。骨牙尽管无法钻破三代雷影的皮肤，但却将他的大脚捆住，让他无法继续向下用力。而且骨牙以三代雷影为中心，迅速生长成为一个将它包裹起来的骨球，然后从骨球上发育更加粗壮的茎，再生长成巨大的骨质蒲公英。蒲公英受风一吹，无数的种子雪花一样的飘散开来，散落的到处都是。凡是被触及的人和鱼类都被锋利的蒲公英种子割伤了。但恐怖的是，在被割伤后，在沾染的血液刺激下，蒲公英种子落地生根发芽，重复了最初蒲公英的生长过程。好在忍者们看到了三代雷影被困住的过程，人人都像猴子一样逃开了，只有那些被打成重伤的雾影忍者，他们因为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骨头的蒲公英生长，惨叫着被包裹进了骨球。与三代雷影不同，他们被骨球包裹住后，惨叫声变得更加凄厉，骨球上发育出来的茎更是血红色的，是人都知道骨头蒲公英正在吸取倒霉忍者的血。当红色的蒲公英长出了红色的种子时，惨叫声也彻底消失了。也正在这时，困住三代雷影的骨球上密密麻麻的闪电炸裂，三代雷影的声音也传了出来。他暴喝道：“地狱突刺，四本贯手！”一只被蓝色雷光包裹的手穿透了骨球，最后整个三代雷影都冲出了骨球。随着他的突围，第一颗骨质蒲公英因为根基遭到破坏而坍塌倒下。令人想不到的是，其他发育出来的红色蒲公英也都突然变成了白色或灰色，然后崩塌倒下。这个似乎能够无限扩展、永远繁衍下去的树终止了。三代雷影收敛了全身的电光，转身看向漂浮在大海上的骨球，一个皮包骨的手趴在三代雷影打穿的洞口。辉夜恋缓缓地从洞里走了出来，但这时候的他已经变得谁都不认识了。他的身体彻底瘦成了皮包骨头，头发苍白且稀疏，皮肤松弛，牙齿脱落，甚至连眼睛也变得浑浊，似乎失去了视力。但最惊人的是，他的腹部有一个大洞，是一个被彻底击穿的大洞，腹部的内脏和血肉都被掏空了，甚至连脊椎骨也断裂。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身体竟然是依靠左右腰部的骨甲支撑起来的。苍老的辉夜恋不甘心地问道：“雷影，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你是怎么打穿40层骨墙，命中我的身体的？”三代雷影赞叹道：“不错的防御力，竟然逼我使用了最强之矛，你也算是很了不起了。最强之矛？你的称号是最强之盾，结果竟然还持有最强之矛！混蛋！我要是早知道，就不会让你得逞。”得到答案的辉夜恋失去了执念，头颅和身体一点点地弯了下去，声音也越来越低。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因为身体弯折挤压肺部，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叹息，然后死去了。就在此时，最后一处战场也爆发出了强烈的查克拉波动。云隐村的 AB 组合终于将鬼灯朔月击倒在地，逼迫他再一次施展了化水秘术。当然，究竟是不成熟的 AB 组合做到的，还是鬼灯朔月看到两个对手兼同伴相继被杀，心头慌张想要逃跑，这可不好说。但当着云隐忍者中的顶尖雷遁忍者，鬼灯家族的人施展化水秘术，试图融入大海逃命，多少是有点看不起人了。是鬼灯家族的化水秘术是有针对雷遁的特殊抵抗配置，但云隐的 AB 组合也不是一般的雷遁掌控者呀。看到敌人施展化水秘术，艾和比没有丝毫犹豫，默契地展开了同步的行动。他们全身凝聚雷遁查克拉，将身躯化作无坚不摧的恐怖兵器，以极强的爆发力加速冲击敌人化水的位置。默契让两人无需任何沟通就完成了相对而战的位置变更，并同时施展了他们的联合最强忍术雷遁绝牛雷离热刀。两个人同时施展雷离热刀，将敌人置于两人位置连线的中央，彼此都能受到对方的雷电吸引，产生翻倍的速度加成。在这样的相对加速突击下，无论是怎样的防御力都会瞬间被雷遁击溃。
哪怕是为了逃命，鬼灯朔月也不应该这样粗心大意。对于自己处于对方的直辖夹击下的位置无动于衷，还敢当面化作一滩清水。结果人形的清水还没有完全落地，就被电光闪烁的2记雷厉热刀击中，强大的冲击力打得清水崩溃，表面覆盖的避雷水膜随之化作乌有。紧接着，鬼灯朔月就在闪电环绕中从化水状态被打回了人形。也在下一刹那，鬼灯朔月举起自己的双手，食指分别对准了 AB 组合的后脑勺，他的查克拉急速沸腾，水遁铁水炮之术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是水遁中的最为强力的忍术，和2代火影的水遁、水端波类型相似，也是完全处于攻击力和威力的巅峰忍术。而且铁水炮在鬼灯家族的忍者手中更有别人不能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们不需要花费时间和查克拉塑造那枚无坚不摧的水丸，他们可以用自己化水的身体来替代，并且还有额外的威力加成。所以当鬼灯朔月将手指指向爱河比的时候，他的忍术准备也就完成了，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激发忍术干掉3代雷影的儿子。可惜的是他没有机会完成这最后一步了。3代雷影从他错误的施展化水秘术时就判断出这是一个陷阱。鬼灯朔月在 AB 组合的围攻下，虽然能够借助比的不成熟轻松地压制2个强大的忍者，但他也难以找到脱身的机会。在看到灵和辉夜练相继失手后，他就知道自己如果继续逗留，死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他以自身为饵，以重伤为代价，换取了一个针对 AB 组合一击必杀的机会。问题是，鬼灯朔月确定计划后，就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部放到了 AB 组合身上，毕竟他用的策略非常危险，一个不慎就会直接死在对方的手下，也由不得他不全神贯注。因此3代雷影开启了一顿强化身体，全速冲过来的时候，他竟然没有注意到那浩大的声势和噼里啪啦作响的雷声。3代雷影咬着牙，抢在鬼灯水月激发铁水炮之术前砍下了他的脑袋，保住了自己的儿子和下一代的笔。当爱回过头来看到自己老爹无头的敌人那危险至极的姿势，他就明白了自己和弟弟竟然在刚才和死神擦肩而过，救了自己命的正是自家老爹3代雷影。糟了！这个念头刚刚兴起，3代雷影沙包大的拳头就砸到了爱的脸上，拳头上附带的力量大得不可思议，爱连惨叫都发不出来，就被砸飞了10几米远，像打水漂一样在海面上弹跳不休。但不等他自然停下来，3代雷影就一把揪住笔的脖颈，瞬间出现在爱的面前，一脚将他踩住，让他停了下来。爱自觉的双手抱头，蜷缩成一团，等待迎接接下来的疾风骤雨。看到儿子做出这样的反应，3代雷影也不客气，大脚丫子就踹了上去。他一边踹一边训斥道：“蠢货，笨蛋，你还带着笔呢，就敢大意？这可是雾隐村的影级忍者，血雾之里杀出来的顶级杀戮忍者，雾隐忍者不砍下他们的脑袋，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绝对不可以。你自己皮糙肉厚的，挨2下铁水炮不过是头骨碎裂，最多疼上3、5天而已，可比呢？他的后脑勺能承受1击铁水炮？废物，连弟弟都照顾不好，你有什么资格成为4代雷影？你要做没有笔的爱吗？”3代雷影怒吼着猛踹，爱蜷缩在海面上一动不敢动，更不敢还嘴。笔站在一边吓得瑟瑟发抖，就像暴风雪中最后一片树叶。就在3代雷影叫子的时候，战斗基本上已经打到了尾声。随着3位雾隐影级忍者全灭，雾隐最后的抵抗能力土崩瓦解，一群上忍追杀敌人，可谓是横扫千军，杀戮速度之快，令他们自己都感到震惊。就在所有人各忙各的时候，宇智波鼬再次盯上了辉夜恋的尸体。宇智波鼬眼中的辉夜恋和其他人不同，他认定这个忍者死前的惨状不是查克拉耗尽所致，而是他身体的时间属性被触动了。正是因为时间被加快到寿命即将结束，才会出现这种看着就要老死的样子，这本就是自然规律，并不是查克拉极度抽取后的将死迹象。当然，忍界的常识不是这样的，涉及时间这种事，正常人不会这么想，变态如大蛇丸也不会这么想，就连当事人辉夜恋也没有往这方面想过。只有知道大筒木辉夜能力的穿越者，通过尸骨脉和共杀灰骨的关系，才能联想到时间之力。不过，就算是只有宇智波鼬想到了这一点，他也很难将辉夜恋的尸体弄到手。这可是影级强者的身体，还具有稀有的血迹线界。他的脑袋能够收割情报，他身体能够做血迹线界实验，在重视血迹线界研究的木叶村和云隐村都非常的受重视。宇智波鼬只要看到大蛇丸和3代雷影眼睛里的贪婪，就知道自己想要插手的难度有多大了。但他真的很想插手捞一把。他从辉夜海野身上就能捞到骨舍里，那么这个更加强大的辉夜恋身上应该有更好的东西吧？何况他在死前可能触及了共杀灰骨的能力。无论在哪种力量体系下，时间之力都是最强的能力，没有之一。太残忍了。但宇智波鼬还是理智的决定放弃。三轮雅士忍不住问道：“为什么放弃喵？你不是在大蛇丸手下都做了手脚喵？”宇智波鼬无奈地回答道：“那是有运气成分的。当时我带着你一起遁入风中，确实是毫无痕迹，可是我还不能完全融入风，只能坚持一口气。谁想到大蛇丸竟然谨慎地搞了10几分钟，我差点就坚持不住了。如果不是冰盾忍者灵逼的紧，将大蛇丸调走，咱们2个就得在大蛇丸面前露馅了。”三轮雅士奇怪地问道：“露馅就露馅，你又不是木叶的敌人喵，大蛇丸还能吃了你喵？”宇智波鼬挠了挠头，对三轮雅士解释道：“那倒不会，但大蛇丸是我选定支持的4代火影人选之一，在建立比较稳固的联盟关系之前，我不想让他对我产生怀疑。冷峻大蛇丸的多疑狡诈名声可不是凭空污蔑啊！要是确定联盟关系前，这家伙就对我有了怀疑，以后可有的麻烦了。”三轮雅士突然来了兴趣，他好奇地问道：“哟，你说大蛇丸是4代火影人选之一，难道还有别的忍者能够和他比较？我觉得木叶村没有这样的忍者喵。我也认为木叶村里没有能够和大蛇丸相提并论的忍者喵。”
狸花猫大大的眼睛看着宇智波鼬，不用说话就表达了他的疑惑。宇智波鼬笑着摆摆手，回答道：“我也不担心大蛇丸会陨落在战争中，我担心的是大蛇丸仗打得太好了，在木叶村的名望太高了，他会遭到和齐木说茂一样的待遇。他可是元飞日斩的弟子，至亲至爱的弟子喵。大蛇丸的确是元飞日斩最喜欢的弟子，愿意托付衣钵的弟子。但大蛇丸威胁到了三代火影的权利，在三代火影的眼里，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三代火影不就是元飞日斩喵？是，也不全是。你们人类太复杂了喵，这种事听起来就头疼喵。哈哈，还好吧。”就在两位仙人窃窃私语的时候，突然大蛇丸的嘴里冒出了宇智波鼬的名字，让他和他齐齐一个机灵。原来三代雷影和大蛇丸争夺辉夜恋的尸体，三言两语就跳过了讲道理论对错的阶段，两人就像打牌一样，在嘴上比手里的力量。三代雷影冷哼一声：“大蛇丸，你这是不讲理了。”大蛇丸呵呵笑道：“讲理？我这可是在讲忍界最大的道理呢。我木叶今天在场的上忍最多，拳头最大，所以该得这个尸骨脉的尸体。”三代雷影眼睛眯了起来，反驳道：“我云影可是有爱河比，就算是木叶的上忍，也不过是一下一个。云影有 AB 组合，我木叶也有朱露蝶组合，在场的就不止一组。我有完美人柱力不留比，八尾的力量你也是看到了的，杀光木叶忍者只需要一枚尾兽玉。呵呵，我木叶有宇智波鼬和猫仙人，这可是仙人组合，使用的仙法火盾或许不如尾兽玉，但灭掉云影忍者不成问题。”唰，云影忍者和木叶忍者的眼神都集中到了宇智波鼬的身上，但更多还是集中在他头顶的三轮雅士身上。宇智波鼬被看得心里有点发慌：“我没有。大蛇丸，你别胡说实话啊！”三轮雅士同样发慌，好在他和宇智波鼬对于此很有经验，开学习会的时候，在宇智波们的注视下磨练了很久，早就锻炼出来了。虽然上忍和影的注视压力更大，但他们用磨练出来的技巧回应的毫无破绽。两位仙人的目光扫视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并且用心注视了他们的额头。只要没有视线上的直接交汇，就不会受到对方的注视影响。这种漠然的目光反而会给对方增加莫大的压力。毫无变化的漠视眼光就像镜子一样，注视者感受到的压力大小，全看个人的心思有多重。反正宇智波鼬自己是不知道的。三代雷影用凶狠的目光盯了一会，确认没有吓到人，就收回了目光。他啐了一口唾沫：“老夫这双拳头，你打算怎么应付？”哼，三代雷影大人，你的确是很厉害，但你真以为凭借自己打下一切？大蛇丸的声音变得严厉：“我木叶村可不是什么双影村之流的小忍村，你个人的力量还没有初代火影那么强大。”他在说这话之前，十分隐晦的用眼神向后一扫，几个和他配合日久的木叶上人立刻发动瞬身术，扑向了辉夜恋的尸体。但云影忍者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也几乎是同时了上去。大蛇丸的话正是在双方上忍激烈但短促的战斗中说完的，配合的完美无缺，平添了几倍的说服力。当大蛇丸说完之后，他和三代雷影同时看向了辉夜恋的尸体。他们看到尸体上方出现了一朵火焰，然后火焰猛然膨胀成为火球，三轮雅士姿态优美的跳了出来，稳稳的落在尸体上。接着猫仙人挥舞爪子拍在空气中，逆通灵发动下，宇智波鼬伴随着一团白烟出现，他毫不客气的伸手一捞，就将尸体抓在手中，接着就施展瞬身术，躲开了三个云影上忍的忍刀，回到了木叶忍者群中。三轮雅士更是借助火焰跳跃，提前返回木叶上忍阵营。他利用下落的时间，等到了铲屎官的归来，稳稳的落在自己最喜欢的肩膀上。三代雷影的拳头再次握紧，紧紧的盯着宇智波鼬，眼神中已经没有了丝毫的贪婪，但却充满了浓郁的杀机。显然三代雷影已经知道辉夜恋的尸体夺不回来了，他是在考虑要不要冒险杀掉这个忽来忽去的木叶忍者。别看他总是将最强之盾挂在嘴边，揭开的底牌也是最强之矛，但他心里很清楚，支撑他强大的根本却是最快的速度。没有足够的速度，三代雷影会被人放风筝放到死的，还争什么最强的影啊？所以在看到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配合进行了空间跳跃，他就意识到这才是快速的极限，不论自己跑得有多快，也不能比这种不需要时间的方式更快了。理所当然的，三代雷影动了杀心，但下一刻大蛇丸挡住了他的视线。三代雷影注意到对方笑嘻嘻的脸上，一对冰冷的蛇瞳闪烁着阴狠的杀气。很显然，大蛇丸也动了杀心，但不是针对三代雷影，而是针对这一群云影上人。既然在场的木叶忍者实力明显更强，是有机会将云影忍者团灭在这里的。相信这个消息传到岩影村，土影大野木就会一改防御政策，变成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到那时，云影村南面和木叶村正式开战，西面又得全力防御岩影村的攻击，形势之窘迫，想想就让人头疼。就算此战三代雷影毫发无伤的回去了，云影的衰落也是不可避免的。就算他杀了木叶忍者许多上忍，对于木叶村的家底来说，影响也没有多大，30名上忍的损失最多半个月就能补齐。更何况大蛇丸也在这里，三代雷影如何能够随意的杀人呢？大蛇丸在脑海中瞬间算计完毕，他自然而然的就心动了。虽然木叶和云影会因此正式开战，大蛇丸也觉得非常值得，而且宣战而已，又不代表着云影真的会和木叶交战。反倒是现在两家并没有宣战，而且还在合作对抗雾影忍者的时候，云影忍者和木叶忍者之间就没有发生战斗吗？当然不可能，两家的忍者不但天天打，而且打得还很激烈呢。至少从统计数据看，木叶忍者和雾影忍者的战斗次数都没有和云影忍者的冲突次数多。在第3次忍界战争正式开启后，战与和的界限哪有那么清楚？除非一方被打断了脊梁，必须时时刻刻担心被人打上门来，才有可能认真的遵守停战的约定。三代雷影看到大蛇丸的杀气后，毫不犹豫的就退缩了，杀敌人消除隐患，
哪里有保护自己的精英力量重要？他挥挥手，让自己的儿子和部下们迅速撤退，自己反过来挡住了大蛇丸的视线，对他进行威慑性阻拦。直到部下们走远了，三代雷影才缓缓转身离去，走之前狠狠地丢下一句话：“你很好，大蛇丸，你真的很好。”大蛇丸呵呵笑着，什么都没有说。云影、雾影、木叶三家齐聚的汤之国战役结束后，雾影忍者全面退出了汤之国，云影忍者也默默地后退了数百公里。云影村在这一战中没有捞到最大的好处，还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实力。三代雷影毫不犹豫地收缩了兵力，这数百公里的土地让出来，云影忍者的密度大大增加，而木叶忍者却大大的分散，汤之国的局面就重新稳定了下来。木叶忍者作为唯一的胜利者，占据了大半汤之国的土地。按照大蛇丸的想法，他根本不想占领这些土地，只想尽量保持足够的机动兵力，以便应对任何突发状况。但他现在决定争夺四代火影的位置，思考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木叶村的整体利益。为了提振木叶村的士气，他咬牙将手里的忍者撒了出去，自我削弱，和云影忍者形成了新的均衡态势。大蛇丸对此十分不满，但这种情况对木叶村村民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一剂强心针。为了木叶村整体的利益，他咬牙牺牲了自己在汤之国的优势。果然，汤之国进展顺利的消息传回木叶村，让全村上下欢欣鼓舞，村民们甚至自发地举行了游行，宣扬自己兴奋的心情。战争开始后，木叶村四面八方都在开战，四面八方传来的都是坏消息。一群老家伙打了败仗，灰溜溜的回来了，但因此阵亡的忍者却不可能回得来。木叶忍者大规模的死亡带给了木叶村无尽的悲伤，尤其是死亡最多的是平民忍者。虽然不到家家速稿的程度，但邻里之间都是有忍者阵亡的，悲伤和悲观的负面情绪无法摆脱，对士气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三代火影对此发愁了很久，但却无可奈何，只能期待前线能够有好消息传来。现在胜利的消息终于到了，木叶村的阴霾瞬间消失，他的压力也骤然一轻，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接下来他面对的是幸福的烦恼，究竟是继续支持汤之国的大蛇丸争取更大的胜利，还是支持宇之国的自来也挽回被沙隐村和岩隐村夹击下的颓势？当然，南方川之国肉肉唧唧的拉锯战不在考量范围，那里的指挥官不是他三代火影的人，胜利或许还不如失败的好。思考着2选1的烦恼，猿飞日斩不自觉从抽屉里拿出了水晶球，抚摸之后开始了中断很久的休闲活动。至于烦恼，反正是幸福的烦恼，等一等没有关系的。这一战结束后，最惨的自然是折损了绝大多数忍者的雾影村，尤其是作为主力的雪之一族、鬼灯一族、辉夜一族实力骤然衰减。其中雪之一族最惨，临死后雪之一族仅剩的影籍正是三代水影，在被宇智波斑打伤后，他伤势就一直没有能够恢复过来。听到雾影忍军全灭的情报，还有自己最看好的晚辈灵野陨落于战场，三代水影悲怒交加，连连吐血，当场就昏迷不醒了。三代水影的伤情发作，引发了宇智波斑预埋很久的瞳力炸弹，直接撕裂了三代水影的意识。当天晚上他就一命呜呼了。他死的实在是太突然了，甚至连指定4代水影的只言片语都没有能够留下。这一下早就引爆了整个雾影村的最大危机。战争期间，水之国雾影村的影号称最强的3代水影在家里被人给打了，雾影村上下甚至不知道是谁干的。自打雾影村建立以来，就没遭遇过如此的耻辱。从源氏为首的中立派到辉夜一族、雪之一族、鬼灯一族，都觉得自己的脸肿的难受。整个雾影村上下所有忍者都被激怒了，他们同仇敌忾，发誓要一雪前耻，为3代水影报仇雪恨。不知道是谁干的也没关系，反正不外乎其他4大忍村忍者干的，那就把他们都打一遍就是了。在难得的同仇敌忾情绪推动下，雾影村的3大忍族和元师发布了联合命令，禁止3大忍族自行其事，要求雾影忍军必须集结起来统一作战，平民忍者也必须给予最大程度的配合。于是登陆大陆的雾影忍者不再是分散在数个国家，而是由3大忍族牵头，组成上万忍者的庞大忍军，向木叶忍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攻击。过去的2场战争，雾影村都是3个忍族各自挑头，各自攻击各自的目标，主打的就是一个散装。雾影村明明有许多强大的忍者，在战争中扮演的却是捣乱和小丑的角色，谁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但这次雾影村聚集庞大的忍军，统一的行动竟然让云影村和木叶村谨慎对待，甚至木叶在遭到雾影的攻击后，不得不避其锋芒，一退就是数百公里。那时候雾影忍者意气风发，无不自信满满，威风八面。消息传回雾影村，也是人心振奋，终于确定大军团就是比大忍族单独作战强力。但如今风云突变，上万忍者大军被击溃，沿途损失超过7000忍者。最重要的3大忍族是云影和木叶猎杀的重中之重，死伤比例竟然高达90%。雾影村的脊梁骨都要断了，这个血仇实在是太大，3代水影的死与之相比都不算什么，雾影村必须要报仇。不过在报仇之前，他们必须先选一个新的领导人担任4代水影，只有这样才能从水之国大名那里索要军费，分配物资，弥补此次战败的可怕损失。但谁来做4代水影？轰轰烈烈的4代水影争夺战打响了。汤之国的参战3方都没有能力发起攻击，却有让对方不能攻击的优势，于是战争暂停了。木叶忍者们一下子就闲了下来，开始清剿战争带来的匪徒和流浪忍者。但这事和宇智波鼬毫无关系，他将所有事务丢给了宇智波信众，自己却悠哉悠哉地享受起生活来。这就是一个小型忍者部队首领最大的福利。不是没有人质疑他，甚至在大蛇丸的身边就有忍者看不惯他，但大蛇丸不在乎，虎部队的宇智波弟弟们也不在乎，这些不相干的忍者质疑就毫无意义。他宇智波鼬可是一心修仙的，
虽然说作为人，在完成最终的生命蜕变前，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社会属性，在社会上给自己锚定合适的社会地位，但他也必须提前给所有人一个与众不同的设定。宇智波鼬选择的人设是关键时刻能扛事、能打能杀能坚持，平时懒散不争权，好吃懒做睡大觉。不管看似休息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的倦，但对外表现给世人看到的表象，必然是没有野心的闲人一个，将来还能无缝衔接到餐风饮露的世外之人。当然，宇智波鼬他现在还被困在世间，在浑浊的世俗中挣扎打滚，在家族中搞风搅雨兴风作浪，但他必须要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准备，不然他就担心自己不知不觉被权势呼住了心，沉浸于争权夺利的无聊游戏，磨灭了向上攀登的勇气。所以宇智波悠闲的无事可干就是个假象，他确实没有忙于无聊的忍者任务，但他忙着研究辉夜炼的骨头和骨珠。在两家忍者对峙的时候，宇智波鼬勇敢贪婪地冲了上去，将辉夜炼的尸体抢回来。尽管他马上就交给了奈良鹿角，但从他的手上过了一次，怎么可能不留下点什么呢？尤其是这具苍老的尸体，皮肤松弛，骨骼脆弱，还遭到了三代雷影的猛烈殴打。宇智波鼬可以肆意的检查和掏取，不需要考虑细节的伪装，所以他堪称疯狂的从后腰掏下来好大一块肉，还包含了3段脊椎骨。辉夜炼的肉彻底废了，简直就像是存放了10年的木乃伊，腐败松软，和灰尘差不多。但就在这几块骨头中，宇智波鼬分离出来了3枚骨珠以及一段灰色的骨头，他最重视的自然是这一段灰色的骨头。共杀灰骨，顾名思义，这个骨头的颜色就是灰色的嘛。但研究了好几天，可以说是一无所获。这段不到1毫米厚的椎骨骨节，没有任何的腐蚀性，也没有丝毫泯灭一切物质的时间属性。就算是输入了查克拉、自然能量、仙术查克拉，这块灰色的骨片都没有任何反应。而且灰色骨头的硬度特别差，就像小时候用来写字的滑石一样。研磨下来的骨粉也非常的细腻，喂食给其他动物也是毫无反应，就像真正的滑石粉似的。完全找不到特异点啊！到了最后，宇智波鼬手段用尽，也只能选择暂时放弃。他将灰色骨片细细收好，开始研究那3枚骨珠。这一次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注入了查克拉之后，辉夜炼的骨珠破口发芽了，长出来了一只蒲公英幼苗，吓得宇智波鼬赶紧切断了查克拉的供给。幸运的是，蒲公英幼苗得不到查克拉后，就老老实实的停止在35厘米的高度上，没有像辉夜炼攻击3代雷影那时，一口气发育出直径6米的骨球，然后再长出60米高的巨大骨头蒲公英。要是真的长那么大，他在木叶营地中根本没法掩饰，偷东西的事情可就公开了，他和大蛇丸都会很尴尬的。是的，大蛇丸知道他偷东西了，没有理由，也没有证据，这家伙纯粹就是猜的。在离开战场的时候，大蛇丸特意走到宇智波鼬的面前，指着封印了尸体的卷轴，对宇智波鼬眨了3次眼，意思是很清楚的，他默许了宇智波鼬的盗窃，但有成果得分享。看到这朵蒲公英幼苗，宇智波鼬就知道了，这3枚骨珠是蒲公英之舞的核心，蒲公英的种子。骨头竟然能够拥有独立的类植物生命，植物种子清水会发芽，骨珠注入查克拉也会发芽，非常神奇。宇智波鼬拿起骨头蒲公英幼苗，说道：“这个就当做成绩送给大蛇丸了，剩下2个，一个解剖看看内部结构，最后一个我得找个合适的地方将它种下去，看看最后能不能结出新的种子。”三轮雅士从远处走了过来，问道：“哟，你进吉斯洞喵？”宇智波鼬笑着说道：“是的，10天没有动弹了，想出海去溜溜。”梨花酱，事情解决了没有喵？宇智波鼬的表情严肃起来了，他甚至直接站了起来，将三轮雅士抱到自己的肩膀上，问道：“连你都不能灭掉这个邪教？”三轮雅士无奈的摇头，回答道：“那个所谓的邪神教会处理起来一点都不麻烦，众信弟弟他们随随便便就找到了邪教的巢穴，成员全都逮捕或击杀，人质和奴隶也都解救出来了。但邪神是真的麻烦喵，他的存在我根本找不到痕迹，但总会有某个信徒突然变成他的大祭司，几天就能重建教会，杀不胜杀喵。”宇智波鼬来兴趣了，他若有所思地分析道：“原来如此，这种行为很像是神明点化神眷者，看起来忍界的神还有力量残留啊，真有趣。走，我们一起去看看神明究竟是怎么回事。”鼬很开心，还很兴奋的喵。是啊，我很兴奋，历来神仙都是并列的，仙道还没有摸索的时候，看看神道的情况，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参考呢。来到虎部队的驻地，宇智波鼬第一时间就听到了审问的声音，说：“你是怎么成为祭司的？是神的引导，是神的启示，愚蠢的卑微的忍者，你们无法理解神的伟大。”然后伴随着一阵污言秽语，就是一阵抽打肉体的声音，明明是动手打人，声音里却传递出来的却是刑讯者的暴躁和无奈。宇智波鼬笑了，掀开帐篷的门帘走了进去。他这一路走过来，每个宇智波都露出了惊喜和安心交的表情，一扫之前颓废无奈和自我怀疑的样子。这就是宇智波鼬在虎部队的地位，在宇智波弟弟们的心中，只要鼬大哥到了，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走进帐篷中，并没有什么血肉横飞和鞭挞挥舞的场景，更没有什么浓烈的血腥味和焦糊臭味。宇智波信众瞪着一双2勾玉血轮眼，努力地用幻术在施加残酷的刑罚，这是宇智波鼬对虎部队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不喜欢把居住的地方搞得血淋淋的，另一方面是他不希望弟弟们在折磨他人的时候出现心灵扭曲的情况。开始驻守任务后，虎部队难免就会遇到捕捉犯罪者和间谍，并且审问监禁等任务内容。这和在战场上光明正大的对抗不同，是强势者对无力抵抗者的施虐。这种任务对宇智波一族的忍者很不友好，所以宇智波鼬要求所有人不得对俘虏施虐，任何刑罚都不可以。遇到需要审问的，就以幻术强刷，
一个幻术不行就2个，一个宇智波不行就上一群宇智波忍者轮着来。不管敌人有多么坚强的心灵，只要持续不断的进攻，总有耗尽他精神力的时候，然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种想象出来的残酷同样很残酷，但对于施展者来说却是隔着一层，就像是玩射击游戏时，很少有人会因为习惯在游戏中射击人形目标，就在现实中伤害人的。过去的20几天，虎部队这种审讯手段堪称是无往不利，搞定了很多间谍和恶徒，在木叶这边打出了名声。所谓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虎部队审讯犯人无往不利的名声传开，真正的麻烦也就找上门来了。指挥部将其他忍者处理不了的邪教教会任务指定给了虎部队。汤之国是一个邪教盛行的国度，因为战乱和大明彻底的无能为力，整个汤之国就处于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下。无政府状态下的汤之国，除了国度还有点秩序外，整个国家变成了流浪忍者和匪徒的温床。再加上公共服务为零，风险抵抗能力为零，人们很容易因为一点点小事而全家死绝，这就是一个平民的地狱之国。根据贵族法，汤之国的邻国不允许平民逃亡，他们只能在这个绝望的温泉国度中挣扎死亡。当肉体的痛苦无法遏制时，人类就会寻求灵魂上的安慰，以求活得不那么痛苦，至少有一点点希望。于是信仰就变得非常的容易被人接受。可忍剑哪里有什么合格的宗教，于是邪教就应运而生。在没有人管理的时候，邪教野蛮生长，数量可以说是相当多的。本来这邪教和木叶忍者毫无关系，双方互不干涉。奈何邪教教主也是要吃饭的，当信众压榨到极限，再也没有油水的时候，邪教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拥有大量资源的木叶忍者。倒不是直接袭击木叶忍者，毕竟绝大多数的邪教教主是很聪明的，不会挑战自己完全打不过的敌人。但他们对那些给木叶干活、获取微薄酬劳的普通人发动袭击，抢劫他们的口粮，导致木叶忍军无人可用。邪教还会有组织的抢劫商人的运输队，导致护卫的成本急剧增加，威胁到了木叶村的交通安全。于是参谋们经过计算，发现保护村子和商队的负担太重，不如干脆对邪教下手。无论如何，邪教再多也没有村庄多，消灭邪教的任务数量比保护村庄和商队的任务数量差了2个数量级。但清剿任务发布后，木叶忍者才发现这种 C 级任务十分麻烦。邪教很是诡异，哪怕是非常的不靠谱，但还是能够聚集出或多或少的狂信徒，而机密往往也掌握在这些狂信徒的手中。这些家伙的审问的难度之高，令人啧舌，往往被打得活活咽气了，都会觉得自己即将前往天堂、净土、伊甸园、苹果园，即将可以享受无尽的美酒和肉，以及72个圣处女。那些审问的木叶忍者累了个半死，还被气了个半死，最后也只能用最笨的办法搜索邪教徒，效果相当不好。后来这些任务都堆积到了山中一族手中，通过搜索大脑寻找情报的效率确实很高，可山中一族的忍者每次搜索都是一场折磨。每个邪教的狂信者都是疯子，深入疯子的灵魂中查找情报，又累又危险。好在宇智波忍者接手任务后，势如破竹的对邪教展开了犁庭扫穴，仅仅5天时间就杀得邪教人头滚滚。但在昨天，他们遇到了大麻烦，一个邪教信仰的邪神竟然有力量投射到现实。邪神的信徒心灵是被奇怪的力量封闭，当催眠和幻术反复压榨精神力后，大多数的狂信者就会一命呜呼。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情况，正常生命都有求生本能，为了维系生命的延续，本能会阻止最后一点体力和精神力流失。而这个邪神的信徒能将最后一点精神力都榨取出来，和宇智波的幻术进行对抗。当精神力彻底归零，彻底丧失抵抗能力的时候，人也就直接暴毙了。就像人不借助诸如水、塑料袋等工具是不可能凭借意志将自己憋死一样，在狂信徒抵抗幻术的过程中，一定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参与其中。宇智波弟弟们无可奈何，只能求助于三轮雅士，追踪这些狂信徒扭曲的查克拉痕迹，顺藤摸瓜找到了邪教组织，全灭了他们。但随后事情更是令人惊悚，一个最多算是浅信徒的孩子，突然就变成了大祭司，而且还具备不同于忍者的力量。宇智波优走了进来，拍拍气急败坏的宇智波中道的肩膀，然后蹲下来看着眼前的怪物。他笑着说道：“中道，得亏你能耐得住性子，对这么个怪物慢慢用幻术拷问。”眼前这个怪物拥有一颗11、12岁男孩的脑袋，但脖子下面却肌肉虬结，手长脚长，指甲足有30厘米，体表更是覆盖着一层骨突。这就是个真正的怪物。宇智波优问道：“他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宇智波中道回答道：“我们发现他出现异常后，捕捉的过程中，身体从正常的男孩一点点变异成了这副鬼样子。”原来如此。宇智波优点点头，这已经不再是人了，他的灵魂波动已经没有丝毫的人味了，也不知道是古老的血脉觉醒，还是真的外来灵魂夺舍了。夺舍？肉体如房子，灵魂如主人，侵入房子，驱赶原来的主人，这就是夺舍。优大哥，我们怎么办？去结束任务吧，这个怪物的事情不用报告。是。宇智波优很是满意中道的执行，他去办理任务的交付工作，绝对不会把这个怪物的事情报告上去，而这个怪物就归自己了。等到这孩子离开，三轮雅士问道：“你对这个邪神的力量感兴趣？”宇智波优点头，他用手抓住怪物唯一像人的脑袋，回答道：“没错，这种力量超出了忍者的力量范畴，尽管不怎么强大，但我认为很有参考的价值。”仅仅是接触人头，宇智波优就感觉到了怪物的精神波动，杂乱多变的精神力就像混乱堆放在一起的乱麻，让人忍不住想要远离。宇智波优笑了，对于这个怪物和所谓的神有联系，再不怀疑。这可是珍贵的样本，能够让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变成纯粹的怪物，这股力量还是有点意思的。当然，也强不到哪里去就是了，否则统治世界的不会是忍者，这个世界也不会被称为忍界。
宇智波优感兴趣的就是隔空点化的能力，以及塑造狂信徒的手法，挺好玩的。他收回了手，对三轮雅士说道：“我们去你找到的邪教组织巢穴，我要看看那里都有些什么东西。”三轮雅士伸了个懒腰，说道：“那里是个地下溶洞，能找到的就是些普通的生活物品，也许有个祭坛，还有点意思喵。”他看了看被宇智波优构筑了暗示枷锁，陷入昏迷状态的怪物，说道：“要我说，那里的东西还不如找个怪物和邪神的联系紧密喵。”宇智波优边走边说：“的确是这个怪物和邪神的联系更紧密，但我可不敢直接开冲，还是先去调查一下，提前掌握一些情报，然后再深入检查怪物的心灵，这样比较安全喵。”梨花酱说的太对了，可我还是觉得不安全喵，那可是邪神喵。梨花酱是觉得邪神位格太高，我可能会被他入侵和沾染。对喵，你和我说得过，以死神为基础的尸鬼封禁是最无解的封印术，万一这个邪神是这种等级的存在，你去探查不会送羊入虎口喵。放心放心，宇智波优笑嘻嘻地说道，我会派遣比邪神还邪异的怪物去的。离开木叶营地，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很快达到了邪教的秘密基地。就像三轮雅士所说的那样，这里十分的简陋，所谓的生活物品也就是一些杯子和碗，再加上百十条脏兮兮的毯子，到处都是肮脏的黄白之物，恶臭酸骚的味道令人头晕。三轮雅士捂住自己的鼻子，闷闷地说道，一开始按照查克拉的痕迹找，我还很费劲的，后来发现邪教徒人人都有这股味道，这才很快的找来。宇智波优在鼻子里塞上2团草，闷声地说道，真是辛苦你了。在这个肮脏的地下溶洞中央是非常显眼的石台，打磨得十分光洁平整，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三轮雅士介绍道，这就是祭祀的祭坛了，我们冲进来的时候，那些邪教徒正在举行祭祀仪式，是活祭。宇智波优一步跳到祭坛上，瞬间他就发现围绕在鼻端的恶臭消失了，显然祭坛周围有力量隔绝了肮脏的气味。不仅仅是如此，他还感受到温暖安心的氛围，就像是趴在阳光暴晒下的棉被上。宇智波优好奇问道，这里居然还有阳光的味道，难道能够晒到太阳？三轮雅士用爪子指着洞顶的一条裂缝，解释道，可以的，每天正午时分，阳光就会从那条裂缝中照射下来，感觉很神圣的喵。宇智波优看了看，确认裂缝的痕迹是纯天然的，他忍不住啧舌，感慨这个邪神是真的有2下子。他才不信这里能够有天然的山洞教堂，必然是邪神的力量塑造的，但做的确实是毫无破绽。想一想，住在这肮脏的洞穴中，如果有幸参与祭祀，就能登上祭坛，享受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体感，这不是真实的神迹吗？而且每天中午的时候，神圣的光柱从天而降，照耀的祭坛闪闪发光，将神圣的氛围拉满。在神圣的氛围中，信徒的信仰如何会不坚定？除了活祭这件事，这个邪神搞的这一套和宗教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想到活祭，宇智波优再次问道，梨花酱，当时活祭的人呢？没来得及救下来，我们进来的时候，他的内脏都被挖出来了，没救了喵。后来你们打扫了这个祭坛？打扫？没有喵，我们只是搬走了尸体喵。说到这里，三轮雅士意识到了问题，他跳了下来，仔细地检查了祭坛上的每一条缝隙，而且用心闻了闻之后，他才说道，奇怪喵，血液都不见了，连一点味道都没有留下来喵。宇智波优笑了，他抬起头来看向了山洞顶部，但他的目光却穿透了重重岩石，看向了虚空之中。竟然如此的贪婪，看来这个邪神即便是有些力量，也虚弱的够可以的。或许我应该尝试用诱饵，通过诱饵下毒会很容易成功的。我还不知道神是怎样的存在，更不知道对神明来说什么东西算是毒呢？是，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收集和投送啊。宇智波优摇了摇头，还是决定按照既有计划实施，还是得依靠小克。这家伙虽然诡异，但我多少还是能够控制的。宇智波优最终没有在这里轻举妄动。在他浅薄的神道知识中，神殿、庙宇、祭坛都是神明力量的延伸，甚至可以被视为神国的一部分。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又缺乏对神明的了解之前，宇智波优绝对不愿意在祭坛中挑衅神明。他认为除了观察，在祭坛这里最好是什么都不要做，天知道哪个花纹就是沟通神明的关键。宇智波优将祭坛上的所有花纹雕刻记下来，包括祭坛的高度、直径、材质等等数据，全都一丝不差地记忆了下来。完成3次筑基期突破的他，拥有了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再加上3勾玉写轮眼的观察力，他能保证自己的记忆绝无半点差错。只要找到合适的材料，就能在其他地方复制一个祭坛出来。等到布置好重重封印术，充分了解神明的情报，他才会直接沟通邪神，看看是否能够交换到什么好处。当然，如果他发现神没有什么力量的话，一口将神吞下，慢慢的消化它，也是理所当然的。此时，宇智波优丝毫没有考虑过邪神有可能会很强大，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只能活跃在地下，且局限在汤之国中南部的邪教教会，背后的神明不可能会很强大。在未来，邪神最大的力量体现就是不死怪物飞段，就是那个仗着高端的不死特性胡作非为，其实一无是处的废物。神在忍者时代的忍界就是上不了台面的存在，不可能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宇智波优确认没有遗漏情报，就封死了山洞的入口，返回木叶营地。在自己的帐篷里，他仔细地回忆着宇智波家族收藏室的资料，对比今天记忆的所有花纹，找到了110来个有些许关联的记录。排除那些过于不靠谱的记录，再剔除那些位置和其他描述存在矛盾的记载，宇智波优将怀疑的目标锁定到3个人的身上。山童又被称作山河吕，身形矮小，类似孩童，体表多毛，指甲长而锋利，最喜欢和小孩子玩。山老又被称之为山妖，是一种形似老太婆的神明，
有赐予土地丰收和财富的一面，也有吃掉旅人和小孩的一面。僭越，体型巨大的神明以恐吓人获取信仰，会攻击不害怕他的人。缩小了可能性的范围后，宇智波鼬再次来到审讯和关押犯人的帐篷。他让三轮雅士带着所有人离开，并嘱咐大家离开至少50米远，然后将自己的手放到怪物的头上。又过去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怪物的脸部皮肤出现了大量的褶皱，长出了又黑又硬的毛发，牙齿也变得尖锐，鼻子更是明显的高高挺起来，已经看不出之前少年的模样了。至于怪物的身体，此时看起来也是更加的瘆人，灰黑色的长毛覆盖了整个身体，腿部的膝盖已经完全缩回了腰腹之间，脚踝的反关节成为了主要活动关节。身体发生这样的变异，要耗费的能量可不小，而且所有的变化都是倾向于肉体强化，而不是自然力量。这邪神好像不行啊！宇智波鼬感到有些遗憾，不是那个塑造了飞段的邪神，仅仅是赋予信徒疯狂和肉体变异的力量，这层次差的可就有点多了。算了，差点好，差点安全啊！第一个就搞强大的邪神，也太冒险了。是时候让我的武器小克出场了。波鼬的呼吸变得无比平稳，他的心神慢慢的沉浸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一把抓起多孔的可爱章鱼小克，顺着由肉体碰触产生的联系，侵入了怪物的心灵世界中，变成怪物的邪神大祭司。他的心灵世界已经不是完整的世界了，某个庞大但单薄的意识环抱着这个世界，正在毫不客气吞噬心灵世界的一切，剩下还能保持基本稳定的最多只是一小半。宇智波鼬的出现让庞大意识为之一振，不加掩饰的贪婪和饥渴如同风暴一样席卷而来，但却只能一点点的剥离怪物的心灵世界原质嘛，无法直接攻击到宇智波鼬。攻击不能得手，让庞大意识愤怒了，他加大了风暴的力量，加快剥离心灵世界，甚至顾不得玻璃的碎片四散飞溅，和之前小心翼翼一点一滴都舍不得丢失的样子完全不同。可想而知，宇智波鼬的诱惑远远超过了这个心灵世界。同时他还幻化出成百上千的虚幻触手，以渗透的方式刺入残破的心灵世界，试图捕捉宇智波鼬，避免他在自己攻破世界前逃跑。宇智波鼬并没有感到任何的害怕，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心灵世界，笃定只要一个念头就能够随时返回，然后切断双方的联系。心里有底的情况下，他就能够放心大胆地观察巨大意识体。宇智波鼬从那个巨大而单薄的中看到了无数神秘的符文，符文组成了一道道环形链条，链条就是显化的规则框架。这些框架束缚着庞大的意识体，让他反应迟钝，行动迟缓，同时规则框架也维系着他行将崩溃的存在。原来这就是神明。宇智波鼬感慨地说道，那些符文和他所学的封印术符文有相似之处，但明显更加复杂，而且过于复杂了，过于复杂以至于不够灵活。这就是宇智波鼬给出的评价，他直觉的就认定这就是神明衰落的原因。庞大复杂的符文体系本身就成了神明的存在基础，而符文体系存在的基本条件必然是足够庞大的精神体，因为不够庞大就不能容纳庞大的符文构建的规则框架。不管神明怎么虚弱，这套规则的框架都不能动摇，所以才会有现在这种无比单薄的意识体存在。这可不是好事，这代表着能量浓度的极大稀薄，代表着不然存在的反应迟钝，以及最大出力的上限低落到令人发指。当前这位神，其精神力总量超过宇智波鼬至少上千倍，但他的体型却被规则框架强行支撑开，密度却不到宇智波鼬的1%。宇智波鼬甚至怀疑这个精神体真的捉到了自己，他真的能消化高度有序的自己。宇智波鼬和普通人不一样，他的精神力高度凝聚，并且极端有序。正是因为自身精神的质量超高，他的幻术才会如此的强大，就像战意高昂、纪律如铁的军队攻打缺乏战斗意志、纪律松散的军队，轻松打出碾压局。不对，宇智波看了看身边的心灵世界，意识到自己刚才高估了神的虚弱程度，他甚至连普通人都无法吞噬才对。这里可是他的狂信者之首大祭司的心灵世界，这种视自己为神仆，全心全意想要融入神的家伙，心灵世界可称得上是毫无防御力，甚至会倒过来帮助神明消化。虚弱的神明还是只能慢慢蚕食，甚至在发现了自己的存在后，迫切到放弃嘴边的食物，拼命破坏的时候，都无法快速的击破这个即将消亡的心灵残骸。宇智波鼬坏坏的笑了，他举起手中巴掌大的洞洞章鱼，说道：不知名的神啊，估计你是消化不了我的存在，不如来尝尝这个吧。含水量高达80%，柔软易消化，最难能可贵的还是它没有了本体，是纯粹的精神力生物，绝对是神明的至高补品。神不与人言，宇智波鼬的话神明是听不懂的，依然破坏心灵世界，舞动触手尝试捕捉。他也不奢望神明能够听懂，自顾自地说完，就把手中的洞洞章鱼丢到一根伸过来的触手上。洞洞章鱼并没有被触手捕捉，而是没有丝毫阻碍，丝滑地融入了触手中。突然出现的内部的异物，显然让神明的触手感受到了不舒服，触手猛然一缩，宛如触碰到盐巴的水蛭，团成了一团。神明探入心灵世界的触手数以千计，一根触手的变化毫不起眼，神明更是完全不在乎，盯住了宇智波鼬的精神体，孜孜不倦的攻击。他甚至完全不管触手跟不上宇智波鼬的移动速度，甚至也不管宇智波鼬一个念头就将几十条触手碾压成碎渣。这样不管成功率，不管可行性，不顾任何损失，都要追逐宇智波鼬的执着，让宇智波鼬不免深思自己的精神体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竟然让神明陷入了疯狂。比对自己和神明精神体上的区别，排除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点，宇智波鼬发现了自己的精神体有3个优点：高密度、熵减趋向以及反应速度快。其中高密度是结果，神明只要获得足够的信仰，肯定也能轻松的达到，毕竟规则框架可不仅仅是支撑精神体的体型，还能压制精神体的体型呢。熵减趋向是指自己精神体的高度一致性，
以及自然而然从周围摄取资粮，转化为自己的精神体。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尽管平时都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借助4大星型的帮助才能做到这样的持续成长，但这依然是非常恐怖的现实，因为这代表着自己成长的上限在持续拔高，没有一个既定的不可逾越的天花板。而现在，宇智波鼬身处一个死亡了的精神世界中，才发现这个崩散的世界正在被他的精神体吸收和消化，以极快的速度增长着自身。关键是宇智波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也没有获取到他人的情感或知识之类的杂质。也许是因为人死了，残存的精神力恢复到了婴儿般的纯粹。他沉默了一会，默默地尝试了很多办法，暂停了自己精神体的吸收。汲取他人死亡后的精神力，并不会让宇智波鼬产生吃人的恶感，但他坚定地认为自己不能通过吸星大法之类的方式增长自身，这是邪路，是魔道。是，这些死人的精神力非常纯净，看起来应该是毫无后患的。但你以为精神和身体不出问题就没有问题了？魔道的根本危害不在于力量，而是会让人习惯于掠夺带来的高速成长。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任何人习惯了自身的快速成长，就必然会对打磨自身的根基产生厌恶，又苦又累，还没有可见的效果。这就像是中了彩票的人得到意外的合理合法的庞大收入后，没有一个彩票暴富者有好下场。究其原因，就是这钱来得太轻松了，暴富者不可能用谨慎的心态、合理的方式使用这笔钱，哪怕是存起来吃利息都做不到。心态和习惯，这才是宇智波鼬最重视的，时刻不敢松懈的根基。不过，这一点应该也不是神明关注的重点。宇智波鼬发现，神明盯住自己之后，他暴露出了2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混乱和迟钝。数千触手侵入心灵世界，却只有不到1%的触手冲着宇智波鼬发动了攻击，其他99%的触手不是待着一动不动，就是胡乱攻击心灵世界。不但这些触手似乎不受控制，就是神明精神体本身，一头和另一头也明显是在做完全不同的事情。神的表现不像是一个生命的精神体，反倒更像无数精神体组成的一个国家。因为被规则框架约束着，神明没有分裂解体消亡，但在框架之内的混乱却足够让人类头皮发麻。另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反应速度，那根被多孔章鱼小克入侵的触手骤然蜷缩后，一路缩回了神明的本体内。在回缩的过程中，神明似乎并不知道这条触手出问题了，直到缩回了神的主体内，才有数百颗光点向小克集中。神明的部分精神好奇地观察着小克，看着他舒展自身的8只触手，晃动着满是洞洞的脑袋，直到一丝丝疯狂的气息从小克身上流出，被光点捕捉到。突然，所有的光点都疯狂地逃离，神明更是开始疯狂地扭曲，试图将小克所在的身体剥离。他的动作传递出了直白的恐惧，宇智波鼬甚至觉得自己听到了这个神明歇斯底里的高喊：“你不要过来啊！”神明的扭曲绝对疯狂，远远超过了之前他对宇智波鼬觊觎时的表现。很快，包含着小克的一部分精神体就从神明庞大的精神体上凸起，再来几下就要剥离出去了。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小克可不是普通的精神力生物，他是人类在无尽的疯狂中以求生本能为核心诞生的精神怪物。章鱼不是小克的本来面目，只是他的第一个观察者是宇智波鼬。受到穿越者对于混乱的认知，小克自动映射成了克苏鲁的章鱼形态。他的本质是活着的混乱和疯狂，而神明的精神体充斥着被框架约束的混乱。混乱和疯狂可是绝配。有时候人会觉得神明疯狂，其实这是不对的。神明自身是绝对秩序化的存在，受到严格至极的规则约束。神明表现出来的疯狂只是他的不同面，被渺小的人类所感知后，人类无法站在更高的层级上理解矛盾之间的联系，只能理解为疯狂。事实上，疯狂是人类独有的特性，只有人类才会得精神病，做出全然违背自身利益的事情，包括自残、自杀等等损人害己的行为。但是神明会感染疯狂的，尤其是这位邪神，因为自身精神的混乱，他甚至是疯狂的易感染体。小克进入到神明的精神体触手内，释放出的疯狂还能被自身同步释放的混乱掩盖，但当他被带进了主体内，混乱就再也掩盖不住疯狂。神明自身的混乱遭到小克的疯狂污染，小克的疯狂就像是纯化了10000倍的信仰之毒，让神明的混乱走向极端，直接和约束神明存在的规则框架发生了激烈冲突。小克进入邪神的精神体内，就像一枚火种进入氢气球内，瞬间点爆了混乱的精神体集合。规则框架的强度极高，但本质上也是由神明自身的精神力支撑。当神明力量虚弱的时候，规则的力量终究也是有限的。尤其是冲击就来自于自身的精神力时，规则就表现出了最大的脆弱性。砰！神明的精神体爆炸了，至少1/40的精神体化作精神风暴，相关的规则框架也断裂崩碎。随着规则框架的破损，神明的精神力疯狂流失，整体体型急剧萎缩，甚至还发生了难以遏制的连锁反应。随着精神力流失加剧，缺乏支持的规则框架不断崩溃，然后更多的精神力流失。但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分裂。当邪神萎缩到不足1/1000的大小时，它分裂成了他们，其中有7、8个完全独立的精神体相对强壮。他们因为各种情况堵住了自身的精神力泄露，然后这些相对相撞的二代神开始相互厮杀，争夺属于神的精神力，拼命地壮大自己，真是好一场神战。但宇智波鼬不能再停留下去了，因为神明的爆炸，他对心灵世界吞噬自然也终止了，但也导致这个早已死亡的心灵世界崩塌，速度快的让宇智波鼬无法继续停留。宇智波鼬能够出现在这里，是因为通过肉体的联系才到了这个心灵的世界。如果心灵世界彻底毁灭了，相应的联系是否还能存在，他无法确定。无视断绝返回的道路，这么危险的事，可不是他宇智波鼬能够干得出来的。宇智波鼬抓回了变大了一圈的洞洞章鱼小克，用18个大嘴巴子让小章鱼回忆起了应有的恐惧和服从。
紧了紧背后的大捆规则框架碎片，最后看了一眼厮杀不休的诸神，宇智波鼬拎着小克，带着几分遗憾离开了。但在离开的最后一瞬间，他隐约看到了另一个庞大的意识体出现在视野边缘的那个大家伙，拥有更加庞大的意识体，更加坚固复杂的规则框架，同时他也散发着更加直白且恐怖的贪婪欲望，毫不掩饰自身存在的扑向了小小的邪神们。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宇智波鼬又是遗憾又是后怕，静静地站立了好一会，才恢复了正常的平静，也才想起来自己还抓着小克呢。随手将小克丢到4个星形中间，由4个星形从他身上榨取精神力，宇智波鼬开始认认真真地整理带回来的规则框架碎片。经过检查，宇智波鼬发现这些规则碎片并没有继续崩解的趋势，也没有对心灵世界造成什么影响。当然，他也没办法将这些玩意拼接起来。这不奇怪，虽然都是来自一个邪神，但碎片却属于不同的规则框架，拼不起来才是正常的。而且，真的能够拼起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连接和处理。宇智波鼬思前想后，还是将这些高级货丢在了心灵世界的角落，堆得就像是一堆柴火，然后他就离开了心灵世界。宇智波鼬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了手下的怪物脑袋。他发现这个怪物已经开始腐烂，变异还未完成的脑袋上，五官中都在向外渗出恶臭的尸水。他想要深吸一口气，却被恶臭熏得一个踉跄，于是干脆运行查克拉，在怪物尸体上连打9拳，印下9个金色的拳印。当宇智波鼬掀开帐篷帘子走出来的时候，身后的怪物尸体已经被金色的火焰包裹，无论是毛发、尸水还是恶臭，都在火焰中化作乌有。焚烧不但能够毁灭这具难以解释来源的尸体，还能省去了宇智波弟弟们收拾尸体的麻烦，一举两得。三轮雅士感受到查克拉的波动时，就来到了帐篷边上，在宇智波鼬出现的第一时间，跳到了自己最熟悉的肩膀上。狸花猫歪着脑袋，上下打量着铲屎官，关心地问道：“有没有遇到危险喵？”宇智波鼬和他说过夺舍的事情，尽管他非常相信铲屎官的实力和谨慎，但终究是要探索神的领域，难免还是要担心的。宇智波鼬没有立刻回答三轮雅士的问题，因为身边还有虎部队的宇智波。他先和宇智波重信、宇智波中道交代，让他们等到火灭了再去收拾骨灰，最重要的必须记得把骨灰筛一遍。宇智波鼬解释道：“放心，经验焚烧出来的骨灰是不臭的，这种怪物的尸体也许会烧出来点不同的东西。”2个同为18岁的宇智波站直了身体，起身回答道：“鼬大哥放心，我们会做好的。”宇智波鼬满意的点头，带着猫仙人走了。宇智波重信和宇智波中道一直等到2位走远了，这才缓缓的放松下来。重信走到帐篷面前，一把拉开了门帘，金色的火光照亮了他和中道的脸，感受着炽热的光辐射，他感慨的摇了摇头。宇智波中道沉默寡言的性格，此时也忍不住感慨道：“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宇智波信中意为不明的笑道：“难怪现在都叫鼬大哥焚尸者鼬，我都不知道鼬大哥什么时候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但是死在他手上的人，尸体都一定要烧成灰。”这时晚了几步赶到的何四探头看了一眼，笑着说道：“你们都忘记了吗？鼬大哥在教我们战术的时候，最喜欢说的话就是骨灰都给他扬了。”3个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现在回忆起几个月前的训练时光，真是满满的幸福啊。宇智波重信感慨地说道：“在没有觉醒写轮眼之前，咱们都觉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的，现在回想起来，不用和人拼命的日子都是幸福。”宇智波中道闷闷地说道：“要是不打仗就好了，我们也不会失去那么多的弟弟。”宇智波和四悲叹道：“我们能够在战场上遇到鼬大哥，得到他的庇护，已经足够幸运了。”重信闻言心中一紧，赶紧追问道：“怎么了？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何四回答道：“是一木终于有消息了。一木因为身受重伤，回到了木叶村的医院治疗。消息说他的伤势太重了，可能还得治疗1个月才能痊愈。”宇智波重信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说道：“能活着回来就好，其他人呢？没了。”“什么没了？”宇智波重信和宇智波中道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想不到，宇智波一木可是和20几个伙伴一起去的宇智国，20几个人啊！宇智波和司沉重的点点头，说道：“除了一木，21名弟弟都战死了，真该死！我们可是和几千雾隐忍者作战，最后损失也不过20个人出头，怎么就能全都战死了呢？会不会是有人针对我们宇智波家族？目前看起来不是，我们木叶村在宇智国吃了败仗，伤亡极其惨重，家族里其他的忍者也是死伤惨重，其他几个家族的忍者也都差不多，都是几乎伤亡殆尽。受到了宇智波鼬的教育，虎部队的成员都有自己家族是被针对的危机感，尽管宇智波鼬刻意控制着，让他们不能明确是谁在针对自己，但警惕心是不缺的。听到何思的话，重信和中道也只是略微放心，毕竟去宇智国的弟弟中有6人都是已经开眼的宇智波忍者，他们的实力起码也能和中忍相提并论。而且按照惯例，宇智波忍者在死伤惨重的战斗中更加容易觉醒血轮眼，他们的生存几率应该远远超过其他家族的忍者才对。而且优大哥当初是统一教过4-4战术的，虽然当时都没有放在心上，但现在谁不知道4-4战术可是战场上保命的最大因素。虽然这一套对于单个人是不是能活影响不大，但对于一支部队来说，绝对能够大幅度的提高生存几率。不管怎么恶劣的局势，宇智波忍者也不应该遭到全军覆没的结果，除非有人在其中作梗，给他们指派了必死的任务。这些事情宇智波和司早就想过了，可惜汤之国和宇智国离得实在太远，时间过去的有点长，他已经不可能得到相应的情报了，甚至连责任人都找不到了。毕竟前线指挥官山野修三上人的名字也上了慰灵碑，这次死伤的背后是否有人为的干涉，只能是存疑。宇智波中道说道：“按照优大哥说的，这件事只要存疑，我们就得当做是真的来确定自己的态度。”宇智波和司赞同道：“说的没错，
以后每个指派的任务，我们几个都要仔细研究，拿不定主意的一定要得到优大哥的肯定才行。宇智波重信点点头，补充道：以后如果出现联系不到优大哥的情况，我们就直接拒绝。我们可是一战杀了3000忍者的虎部队，我们可是木叶村第一豪门的忍者，专横跋扈点，那不是应该的吗？说得好，就这么办。宇智波重信再次补充道：对了，何司别忘了打报告，申请将一木调到虎部队来，所有要上战场的年轻宇智波也尽量拉进来。放心吧，这个报告我已经交上去了。对了，优大哥专门交代过的，不要宇智波带土，他是个祸害。那就没问题了。三轮雅士听完了宇智波优叙述的心灵之海经历，满眼都是小星星，充满了期待和羡慕。真好，真是羡慕喵！我到现在都不能沟通自己的心灵，不然就能陪着你一起冒险喵。宇智波优安慰道：加油吧，我觉得你距离沟通成功不远了。三轮雅士烦躁地用爪子抓耳朵，痛苦地抱怨道：好烦喵，明明是我先做到将心念收束唯一的喵，可这个唯一怎么就这么难以清除掉喵？宇智波优的心里也不清楚，三轮雅士什么时候能够收摄心神？按照古老的神话，生而有种的妖族追求强大的核心是血脉，不断的修炼也只是发掘激活血脉中隐藏的祖先的天赋。但这种方式是纯粹的水磨功夫，没有个几百上千年的积累，那就只能是上不了台面的小妖。所以，除了血脉吊炸天的上古妖族，后起之秀的妖族，只要觉醒了灵智，都毫无例外的模仿人类，沿着仙道寻求突破。三轮雅士非常幸运，他出生3个月就觉醒了灵智，成为猫城堡的忍猫，可以说一开始就打赢了 99.999% 的妖族。第二观点零上，人和妖各有优势。人类的最大麻烦是心思太灵活，念头纷杂如草，第一步的收束念头，仅存唯一做起来实在太难。但一旦完成这一步，就能很快将唯一化作空灵，引出心灵最深处的本我，点化本我为超我，开始更直观的锤炼心灵。但妖族受到本能的影响比人类大的太多了，有着狩猎本能的忍猫不费任何功夫就能将心念收束唯一，但在消除唯一化为空灵上，实现的难度就太高了。整整1年的时间，三轮雅士都毫无进展。其实三轮雅士的点灵进度不差，只是对比着宇智波优的进展神速，他难免有些失落的感觉。精气神三者循序渐进，但能不能直接修炼神，关系到三者相互支持、循环增长的流畅度。自从宇智波优沉进入心灵，他的修行进度就是1日千里，最后更是带着三轮雅士起飞了，两人双双成为忍界意义上的仙人。之后，他们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三轮雅士开始出现跟不上的担忧，这让他很烦躁。宇智波优知道，这时候道侣需要的是安慰，他揉了揉梨花猫的脑袋，轻声的安慰他，给他打气，加油，距离成功不远了，很快就能成功了。他也很好奇三轮雅士的心灵中，他的形象是怎样的。按照宇智波优的希望，三轮雅士心灵中生出的自我形象，最好不是威风凛凛的白虎，更不要是什么诡异的插翅虎。他希望看到的是娇小可爱的猫耳娘，或者妖娆魅惑的豹妹也很好，健美丰满的虎女也不是不能接受。但宇智波优习惯了肩膀上趴着的娇小梨花猫，他也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三轮雅士就是猫耳娘的印象，所以猫耳娘赛高。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宇智波优可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经过持续3年的灌输，他尽最大的努力给三轮雅士描述了猫娘的概念，甚至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宇智波优让小猫接受了梨花酱这样卡哇伊的名字。不管怎么说，三轮雅士才4岁，生平3/4的时间都是和他宇智波优相处，总能有些影响的。宇智波优付出这么大的努力，想要的就是未来。如果三轮雅士算是真正的妖族，他应该有机会在未来化形，如果化形就一定要变化成真正的猫娘，千万不能变成猫头人身的巡山小妖啊！要是未来无尽的岁月，宇智波优都要面对巡山小妖造型的三轮雅士，会死的。想到这可怕的可能性，他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三轮雅士感受到了铲屎官的异常，关心地问道：怎么了？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听到道侣柔美的话语，宇智波优内心的担忧被抚平了，他微笑着回答道：没事，只是想到了一个可怕的未来，应该不会发生的。喵，没事就好喵。是啊，这么可爱的三轮雅士化形怎么可能是猫头人身的丑逼呢？相由心生，所以不可能的。雾隐村4代水影的争夺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内斗，凡是有资格成为水影的忍者都频繁地遭到了刺杀和暗杀，甚至他们的部下和家人也避免不了血光之灾。3代水影的弟子，强大的水遁精英上人狗菊史苍就是这场内乱中的第一个受害者。作为4代水影最有竞争力的争夺者，狗菊史苍遭到了众多竞争者的围攻，针对他的暗杀更是层出不穷。实力强大的狗菊史苍熟练的一一化解，没有遭遇什么危险，但他的父母家人却因为一次疏忽而丧生。悲愤的狗菊史苍想要报复，但他仅仅调查了10天就放弃了，因为嫌疑人实在太多，而且参与者都被灭了口。考虑到计划者本人都可能想办法清洗了记忆，在死无对证之下，狗菊史苍永远都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凶手。狗菊史苍知道自己想要报仇，就只能扩大打击面，比如说将所有参与水影竞争的家伙都干掉，尽管误伤是绝大多数的，但至少不会让真凶漏网。但这些参与竞争水影的忍者，每一个都是强大的影级忍者，每个人背后都有大群的支持者或者忍族。狗菊史苍作为当前雾隐村最强的忍者，自存有能力通过暗杀的方式干掉这些影级忍者，但是他在杀掉所有人之前就会遭到联合的围杀，最后必然是复仇不成反被杀。他终于决定放弃无聊的尊严，不再妄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水影。只有成为水影，狗菊史苍才能通过权力光明正大的弄死这些人，灭绝他们背后的支持者和族人，为自己的家人复仇。他找到了雾隐村资格最老的忍者元师大人，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袁师看着眼前宛如少年的狗菊史仓，他是如此的惊讶，以至于连端在手中的茶杯都掉在了桌子上。心高气傲，自以为必然是4代水影的狗菊史仓，见到袁师的第一时间，当着尚未离去的仆人和护卫的面，竟然毫无迟疑地对着袁师行土下做之大礼。史仓什么都没有说，但他的动作已经是什么都说了。袁师坚定的中立之心动摇了，他抚摸着初代水影赠予的蛇头拐杖，沉默地思考着。狗菊史仓也不说话，就这么拜伏在地，静静地等待着袁师的决定。这是一次影响巨大的决定，袁师代表的是平民忍者以及小忍族忍者，这才是雾隐村中最为强大的一股势力。从初代水影白莲开始建立的忍者学校，雾隐村积累的平民忍者数量很多，尽管在可怕的折损率下损失惨重，但依然积累出了一批强大的忍者。而聚集在袁师麾下的还有小忍族，他们的忍者更是出色。在忍村的环境下，小忍族得以弥补了战国时代不可跨越的资源短板，涌现出足以媲美大忍族的忍者。比如此次战败中表现上佳的赵美上人，他不但在战争中有上佳的表现，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战败后，他站了出来，组织着自己的部下突破了木叶忍者的阻拦，安全返回，还在半路上歼灭了一股日向忍者，幸运地得到了一颗完整的白眼。因为不懂得保存秘术，担心白眼携带途中损坏，再加上赵美上忍的部下青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于是这只白眼就安放到了他的眼眶中。未来这就是一个战略级的白眼忍者，属于雾隐村的白眼忍者。这些优秀的忍者都投入到了袁师的庇护下，也遵从袁师坚持了40年的中立政策，放弃对水影的争夺，并且用服从命令和战斗换取自身的安全。这种政策已经持续了快30年，这是足够2代忍者成长起来的时间。袁师的中立已经成为雾隐村默认的事实。其实3大忍族中也不是没野心家，他们都想过吃掉袁师的势力，增强自身的实力，从而实现个人的野心，但最终这些人都选择了放弃。30年前3大忍族确实是单纯因为尊敬袁师而放过了这些弱小的平民忍者。20年前3大忍族都发现吃掉袁师的势力很可能会造成自身的严重损失，得不偿失了。而10年前人人都知道袁师的实力超过鬼灯家族，哪怕当时的2代水影就是鬼灯家族出身。今天3大忍族必须联合起来才能保证绝对优势。雾隐村已经没人想着吃掉袁师的势力，但也没有人担心袁师会反过来威胁他们，因为这个势力太散了。袁师虽然有足够的威望，但没有足够的领导力，无法将他们组织起来，形成无坚不摧的战斗力。所以狗菊史仓的请求并不是让袁师支持他，而是要求袁师将力量交给他，由他组织所有忍者，形成压倒3大家族的武力。这绝对是最重大的改变，走出这一步就再也没有回头路。要么成功改变雾隐村忍族统治一切的桎梏，雾隐村从此走上康庄大道，要么平民忍者的势力被打垮，雾隐村从此沉沦不起。袁师在思考，史仓在等待，气氛越来越压抑。袁师身后的护卫难以承受这凝重的气氛，他们很快就大汗淋漓，小腿肚子都在打转。那些端茶送水的侍女们反而毫无感觉，他们只是惊奇于狗菊史仓的年轻以及土下座的大礼，对于气氛的变化可谓是无知无觉。许久之后，袁师叹了一口气，开口问道：“你觉得现在是合适的时机了吗？”狗菊史仓原本稳如泰山的身体突然一抖，他迅速坐直了身体，认真而坚定地回答道：“是的，袁师大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3大家族此次损失都在1000人以上，每家也都损失了一位影级忍者，他们的实力毫无疑问是折半了。大人，如果我们不能抓住这次木叶村创造的机会，雾隐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迎来真正的改变？”袁师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感慨地说道：“是啊，机会难得。可是你要是15天前来找我，该多好啊！”狗菊史仓目瞪口呆，双眼中悲伤浮现，喃喃地说道：“抱歉。”袁师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你现在来找我，我不能不担心你做了水影之后会不会在村子里滥杀。你知道的，我是不反对杀人的，我从20年前就知道雾隐村必须要狠狠地杀戮一番，清理掉掌握大半资源的3大忍族，才能获得真正的新生。只有流出足够多的血，才能养育出新生的雾隐村。虽然忍界的历史短暂，但袁师凭借自身的年龄和阅历，对比雾隐村和其他4大忍村的强大和衰落历程，得到了最正确的答案。每一个强大的忍村都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都是将资源最大程度的向下分配，让尽可能多的孩子得到足够的资源，并从中涌现出几倍、10几倍于之前的强大忍者后，这才称雄于忍界的。首先强盛起来的当然是木叶村，号称天才摇篮的木叶，同样是朱鹭蝶3族、有女一族、犬种一族、猿飞一族、至村一族。在战国时代，其实只有猿飞佐助一个成名的忍者。那个时候也是这些忍族，怎么就长不出来天才呢？还不是宇智波斑下了狠手，将大量的忍族或是杀光，或是赶走，将资源分摊给了现在的木叶诸多忍族和平民们。再加上千手一族拿出了自身的资本，开设忍者学校，传播忍术知识，这才有了层出不穷的天才忍者。风之国沙隐村的资源分配没有这么血腥，2代风影另辟蹊径，开拓出传统忍者不屑一顾的傀儡师道路。当傀儡师成为沙隐村最强的忍者部队后，沙隐村也就成为木叶之下最强的忍村了。当然，不流血的变革就不彻底。3代风影是以压制傀儡师著称的迟钝忍者，他上位后，沙隐村的资源分配快速重组，实力增长随即停滞，在上一场战争中更是败光了家底。沙隐村的中间世代居然只有2位影级忍者，而年轻一代更是只有一个赤沙之血。这个掀起第3次忍界大战的忍村，在战场上撑场子的领袖忍者，居然是一群年近50岁的老家伙，怎么看都是要崩盘的样子。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云隐村，夜月家族的3代雷影爱历经30年努力，
终于回收了所有忍族的权力，包括叶月自己也解散了家族权力机构。30多年持续不断的流血和斗争，让云隐村在2次战争中表现不佳，但就在这几年中却是快速的崛起。云隐村优秀的新生代忍者不断的冒出头，强大尾兽也被封印成实用化的人柱力，在战场上形成了强势的威慑。所以雾隐村想要强大，就必须让3大忍族衰落，释放出被他们占据后浪费挥霍的资源，平均分配给更多的孩子。3大忍族的忍者不可能自动让出利益，所以杀戮是必须的。但是杀戮不能是无止境的。袁氏站了起来，拿起自己的蛇头杖，重重地敲击了地板，发出沉闷的声响。他怒目圆睁地说道：“绝对不能像岩隐村那样，把自己的血祭献祭忍族杀戮一空，杀得精英断绝，后继无人。血祭献祭的传承非常重要，千手柱间开创的忍村时代是更加残酷的大征之时。如果我们雾隐村没有稳定的隐级忍者存在，就不能直面大陆上的4大忍村，就只能憋屈在这小小的小国艰难维持。上限更高的血祭献祭忍者很重要，绝对不能杀光了。你能保证吗？狗菊史仓，你能不被血仇蒙蔽双眼，克制而有度地进行杀戮，留给5代水影一个强大忍村的基础吗？”听到袁氏的质问，沟菊史仓的眼睛瞪得滚圆。必须放弃仇恨吗？在沟菊史仓走进袁氏宅邸的时候，3大忍族才惊觉他们是有可能联合的。也正是这个时候，他们才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是雾隐村的最强势力了。不甘心失败的忍族族长迅速聚集到一起，派出所有的忍者监视袁氏宅邸，等待此次事件的最终结果。在等待坏消息的时候，气氛总是十分的压抑和紧张。血之一族的新任族长图终于按捺不住烦躁的心情，开口质问另外2位族长。他的语气带着压抑不住的抱怨道：“究竟是谁干的？”辉夜一族的族长辉夜吉一愣，下意识地问道：“干了什么？”鬼灯弦月没好气地接口道：“他是问谁干掉了沟菊史仓的父母。”辉夜吉摇了摇头：“不是我们干的，我们辉夜家族杀人就杀全家，但我们从来不搞暗杀。”“嘿，以我们辉夜的战斗风格，就是想暗杀也做不到吗？”图冷笑道：“如果是其他的辉夜，这么说我是会相信的，但是你辉夜吉可是辉夜家族的另类啊，你不就是成功暗杀了自己的祖父、父亲还有哥哥，这才成功上位的吗？”“哈哈哈，原来外面都是这么传的啊！我再说一次，这不是事实，他们是感染了瘟疫，不幸病死的。”“呵呵，只死3个人的瘟疫，那你就当是遗传疾病好了。”鬼灯弦月无奈地摇摇头，对图说道：“你和辉夜吉争什么理？他有多不要脸，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的。”然后他正色地对辉夜吉说道：“不开玩笑了，到了今天这一步，我们已经没有资格再争斗下去了，现在必须交换一下情报。我鬼灯弦月以家族的名誉宣布，我们没有暗杀狗菊史仓的父母。”辉夜吉叹了口气，也正色地说道：“我辉夜吉以辉夜一族的荣誉宣布，我们没有暗杀狗菊史仓的父母。”图漂亮的眼睛瞪大了，但他马上收敛了表情，以家族名义宣布了相同的话：“我们3家都没有干，那是谁干的？”以家族名誉宣布，对于忍族来说是非常严肃的态度，绝对不会说谎言。3位族长都懵了，他们一直都是怀疑其他人干的，就因为笃定不是自己干的，所以在发现袁氏和史仓会面后，他们依然能够稳稳地坐在这里，等待最后的结果。这是因为他们都明白，袁氏和狗菊史仓的结合其实并不稳固。不是说袁氏的信用不好，而是小忍族忍者和平民忍者对于狗菊史仓没有了解，更缺乏基本的信任。狗菊史仓所遭受的破家灭门痛苦，就是能够让袁氏麾下忍者们共情的唯一锚点，而这个锚点很好破坏，把凶手和凶手家族的族长都交出去就好了。平民忍者们一看，绝对会想到自己的家人死了没人关心，狗菊史仓的家人死了连大族族长都得赔命，他们会深刻的体会到狗菊史仓和他们完全不一样，地位天差地别，这还怎么共情？没法共情，这个联盟自然就瓦解了。但现在他们发现凶手竟然不是他们之一，这就糟糕了。要知道在此之前，他们自己都坚信是3人中的一个干的，他们自己解释不是他们干的，谁能相信呢？乃100分号井号@，这下子只能拼命了。辉夜几乎的站了起来，不等了，没用了，我要回去召集族人，你们呢？鬼灯弦月哀叹一声，我也回家召集忍者。图脸色苍白，将长长的秀发梳到后脑，绑成血之一族战斗时专用的中马尾发型，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雾隐村内战已经无可避免了，3位族长决绝地回家召集族人，准备战斗，但他们心中那个未解的谜团还在困扰着他们，究竟是谁干的呢？要是知道是谁，就先打死他，把我们都给害死了。3位族长都没有察觉，自己开会的会议室角落，一颗黑白2分的害羞草就隐藏在地下，在确定3个族长选择战争后，悄然无声地从地下离开了。狗菊史仓的父母当然是黑爵杀的，像这样杀死1-2个老忍者的小事，大气又单纯的班大人从来都是想不到的，自然是由黑爵代劳解决。1000年啊，黑爵活了1000年，也努力了1000年，因为先天限制，根本不能积累力量的黑爵，只能在智力和智慧上强化自己。他从贵族那里学会了最精湛的阴谋诡计，最擅长的就是在关键时间节点轻轻巧巧地干掉1-2个关键人物，让局势向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雾隐村大乱，收回所有的力量，并且切断和外界的联系，才能留下足够大的空档，为宇智波斑控制雾隐村打下基础。毕竟宇智波斑是即将76岁的老人家，身体已经彻底垮了。按说这个年龄也不是一定会老死的，但宇智波斑曾经死而复生，又供养出了一双无敌的轮回眼，他还身怀千手柱间的血肉细胞。如此沉重的3大负担，换个人早就死在壮年了，也就是宇智波斑才能坚持到76岁。
依靠外道魔像供应的来自长门的查克拉，宇智波斑还能健康的活蹦乱跳，至少再活上5年，但他从此也无法离开外道魔像的续命了。或许还能切断连接几次，但持续的时间会很短，也无法进行高强度的战斗。想要完成对雾隐村的控制，就需要黑爵将前置条件做到最好。对自己工作感到满意的黑爵离开了雾隐村。黑爵离开雾隐村后，利用白爵施展浮游之术，在地下向宇之国方向赶去。当他进入汤之国海域，即将登上陆地的时候，突然从地下被甩到了海水之中。他这才发现自己寄身的白爵全身都在缓慢的树木化，眼看着就要不行了。黑爵嫌弃地说道：“晦气，我实在是不想和那个整天想要拉屎的话痨一起行动，这才挑了个不会说话的，居然这么快就不行了。”经过检查后，黑爵发现原来是白爵的查克拉就要耗尽，他需要休息了。黑爵更是郁闷，抱怨道：“果然还是唤醒神术外壳的时间太短了，这些没有智能的下等白爵至少还得15年恢复才能重新获得不死的特性，必须尽快找到神术的树根，将它挂上去补充能量。”黑爵想起来，距离不远处就有一个白爵仓库，那是1000年前神树正断后树根萎缩形成的巨大洞穴，关键是还残留着一小段保留了活性的树根。白爵能够保存1000年不坏，全靠忍界各处残留的活性树根进行持续的保养。黑爵决定去那里更换白爵，顺便检查一下珍贵的白爵库存。他化作一层黑色的阴影，覆盖到越来越像一棵树苗的白爵表面，包裹着白爵一起融入了阴影，在阴影中连续的滑行，向着记忆中的仓库前进。那里有着密密麻麻的温泉水脉，180度的温泉是神树断裂的树根最好的养分，非常适宜神树的复苏，也适合白爵加快苏醒的过程。在元师的质问下，钩举史仓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他的脸上充血，眼睛里也渐渐爬上了血丝。仇恨，尤其是父母被杀的仇恨，他怎么可能放弃？狗菊史仓作为儿子，不可能选择原谅。过了很久，他终于重新稳定了情绪，双眼赤红地盯着元师。狗菊史仓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会杀光今天与我竞争水影之位的每一个忍者，杀掉他们的家人，但我保证不会无限制地扩大杀戮范围，我会留下足够的血迹献祭种子。我保证，以我的儿子还有即将出生的孙子做保证。”听到钩举史仓的保证，元师大大的放松了下来。他缓缓地坐倒，微笑着说道：“报仇是人之常情，你能坦诚地说要杀多少人，我很满意。这说明你没有骗我的想法。狗菊史仓，我相信你。我把孩子们还有雾隐村的未来都交给你了。”狗菊史仓双眼的赤红缓缓消退，他感激地低下头，诚恳地说道：“感谢您的信任。”元师摇摇头说道：“不用感谢我，老头子还有点要求，第5代不能是你的儿子，也不能是你的孙子。”狗菊史仓举起双手，苦笑着说道：“呵呵，元师大人请放心，真是不可能的。我既然要报仇，就不知道要杀死多少人，还都是忍族的大人物，这么多仇恨积累在身上，我的子孙要是还敢奢望水影之位，那就是找死了。也没有那么极端，你只要做得好了，再帮助5代顺利继位，我想第7代也不是不能奢望的。希望有这么一天啊。”狗菊史仓感慨的呢喃，然后他看向元师，提出自己新的要求：“元师大人，我现在的力量虽然比辉夜级、鬼灯弦月强，但没有强大到碾压，没有绝对强大的力量，击败3大家族需要的时间就会很长，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就会很大，所以我想要更多的力量。”他看着元师，诚恳地问道：“元师大人，尾兽封印的研究能不能实用啊？”元师摇了摇头。狗菊史仓遗憾地叹了口气，果然是不行啊。其实这才正常，3大忍族占据的资源太多了，现在已经达到了雾隐村收入的90%，扣除基本运行和供养忍者的部分，还有多少能够拿出来搞研究呢？没有钱、物资和人员的投入，尾兽封印的研究毫无进展。当年灭亡倭之国抢来的封印术资料都是在白白的吃灰。狗菊史仓确实是个合适的领袖，他很快就将这种奢望抛弃掉，微笑着说道：“算了，没有尾兽就不要了，胜利依然是属于我们的。等我成了4代水影，就让我来增加研究投入，尽快将尾兽人助力搞出来。木叶第1，沙影第2，岩影第3，现在云影后来者居上，搞成功了更强的完美人助力，我们雾影不能再落后了。胜不骄傲，败不气馁，即便身处逆境，仍然畅想未来。”狗菊史仓的表现让元师极为满意，这里面除了败不气馁，他是哪一点都做不好的。更要命的是，他还缺乏灵机决断的气魄，天生就不是个当领袖的料。不然的话，2代水影鬼灯幻月陨落后，怎么会让血之一族得到3代水影的位置呢？他元师才是理所当然的继任者。现在看起来还不错，3代水影和2代水影一样，虽然出身大忍族，但作为水影的立场不偏不倚，为雾隐村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现在看来，3代水影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他调教出来的弟子了。雾隐村的未来有希望了。雾隐村在战场上的大败，终于引发了忍村内部的最终大乱，从每天晚上的厮杀战斗和死人，迅速变成没黑没白的激烈战斗。雾隐村就这么暂时性的退出了忍界战争。黑爵裹挟着白爵在阴影中穿梭滑行，一步步靠近白爵仓库。当他沿着岩石的缝隙快速抵达仓库时，却又一次钻进了水里，四溅的水花和猛烈的冲击让黑爵有些发懵。他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路了，一头钻进旁边的温泉水脉了。黑爵看到一只白爵在水中飘过，证明他没有找错地方，这里的确就是他的白爵仓库，只是被水淹没了。不应该啊，这里的每一个通道都是神树树根钻出来的，看起来像是岩石的洞壁，都是神树的分泌物，绝对的严丝合缝，保证100%的密封性的。神树残根对温泉的需求也都是隔着这层防护，吸收温泉的热量，而不是吸收什么水分和矿物质。
神树可是真正的神迹，是大筒木一族培育的纯粹能量生命物，不需要任何外来的物质补充自身，它需要的只有能量。就连他黑爵都是沿着当年特意留下的缝隙通道才能够进出仓库，这水是怎么灌进来的？难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地震出现了新的裂缝？疑惑的黑爵四处寻找丢下带来的白爵，以难以想象的高速快速的巡查整个地下空间，沿着神树根部洞穴一根根的检查过去。越是检查，黑爵就越是心惊。这些水不是自然界的水，虽然其中蕴含的查克拉和查克拉转化的水已经消散了很多，但其浓度依然是自然界水源的数百倍。这就证明这些水是被忍术驱动过，作为忍术的材质使用过的。黑爵甚至想象到了一个可怕的情况，难道是有人用水盾攻击了这个秘密仓库？过了不久，他找到了真正的原因，那个宇智波鼬用土灵自然能量挖掘的标准圆柱形垂直洞穴。黑爵站在这个洞穴的底部，抬头向上看去，竟然还能看到一个圆形的天空，他就知道这也是人为制造的。黑爵的牙齿紧咬，两排雪白的牙齿发出了咯吱吱的摩擦声，他半是恐惧半是愤怒的低声吼道：是谁？究竟是谁淹了我的仓库？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是你吗？雨衣。黑爵甚至想到了是不是六道仙人大筒木雨衣找到了这里，但他随即否定了这个想法。眼前的圆形大洞也好，灌满仓库最底层的巨量水源也好，虽然都远远超过了人类能够达到的极限，但距离大筒木雨衣的威能差距还是大得不得了。眼前这两件奇迹一样的结果，只要在土盾和水盾方面能够达到宇智波斑在火盾上的水平，或者千手柱间在木盾上的成就，也就是一个人能够碾压5000忍者的水平，就能做得出来。想到这里，黑爵也忍不住心里打鼓了，他难以置信地自言自语道：难道忍界又出了2位超规格忍者？这可不应该啊，我怎么不知道呢？带着这个疑问，黑爵开始收拾残局。他首先堵上了垂直的大洞，然后再将底层的白爵激活，让他们自己走到上一层重新挂好，最后将充满了水的最底层仓库封闭。做好了这一切，黑爵带着满脑子的疑惑以及越想越吓人的猜想，回到了宇智国和火之国交界的位置，回到了无法随意移动的宇智波斑身边。把这次出行的过程讲述完毕后，黑爵忍不住向宇智波斑问出了自己的问题：究竟是谁做出那么大手笔的动作，淹没了白爵仓库呢？忍界怎么会突然多了2位强大的忍者呢？宇智波斑虽然被黑爵评价为天真，但那只是说他在政治方面的迟钝，但在战斗、忍术和军事方面，斑才是真正的专家。他都不用亲眼看，只是听黑爵描述，就能结合当地的地形和最近白爵传来的情报，推断出真正的事实。宇智波斑用看白痴的眼光看向黑爵，恨铁不成钢地说道：黑爵，你真是我的意志产物，你怎么能这么笨呢？我对土盾不熟悉，怎么挖掘圆形洞的我不清楚，但是水盾的原因太简单了。黑爵，你就没有想过，那些水就是5000名甚至更多的忍者共同使用忍术的结果吗？啊！你个笨蛋！那个仓库的上方就是九宝田村，是你向我报告了木叶和雾影在那里打了一场大战的情报。那些水当然是雾影用来攻击木叶忍者的忍术效果，那个洞一定是木叶忍者挖出来泄洪的。宇智波斑看着目瞪口呆的黑爵，他更加生气了，用手指点着黑爵的脑袋，抱怨地说道：你怎么能这么笨？这让我这尼玛放心，我要是死了，你真的能够代替我执行无限阅读的计划吗？黑爵突然醒悟过来，作为1000年的老妖怪，他自然是历练的脸皮从厚到无，全然没有了丝毫的羞耻感。他十分自然地舔着脸笑了起来，嘿嘿嘿地说道：我只是您的部分意志演化，怎么能有班大人这样的智慧呢？您对我的期望太高了，我能做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勤勤恳恳忠实地执行您制定的计划。听到黑爵这么说，宇智波斑的怒火奇迹般的消失了，甚至还出现了安心与愉悦的情绪。黑爵只是自己不得已使用的替身，笨一点不能算是缺点，反而应该算是优点啊！只要他能忠实地执行自己的计划，帮助自己用最佳的状态复活，一切就足够了。要是太聪明了，造反的风险性就太大了。毕竟他宇智波斑是要再死一次的。西部川之国南方战场打得不紧不慢，西北宇智国战场打得如火如荼，唯有东方波之国和汤之国毫无波澜。随着雾隐村内战开始，连单个小队甚至单个忍者的渗透都停止了，但内战双方不约而同加强了对海上的巡逻，拼命绞杀来自木叶和云隐的忍者。他们都不想让内战的虚弱暴露出去，但他们的这副做派落在大蛇丸、3代雷影的眼中，传递的信号可是非常的危险，那种我在憋大招的感觉实在是太强烈了。在汤之国，随着任务的推进，山贼土匪已经清扫一空，流浪忍者和邪恶教会也销声匿迹。大蛇丸鉴于雾隐村的危险表现，就将任务的重心调整为海上，以驻防和巡逻级任务压雾隐村的势力范围，以渗透潜入任务强化雾隐村的情报获取。宇智波鼬对于渗透和潜入任务是坚决拒绝的，孤身潜入雾隐村，只要被发现就是死，太危险了。他对于巡逻任务也是非常反感，又累又显眼，很容易被人预测到行动轨迹，提前设下陷阱，危险程度还是很高。宇智波鼬最喜欢的就是驻守岛屿的任务，可以提前熟悉地形，通过设置陷阱建造防御工事，抵消被动防御的劣势。最重要的是自由和安全，只要没有敌人的大举活动，宇智波鼬和虎部队的所有时间都可以自行安排，不会被固定的任务目标驱赶。如果遭到敌人的小规模攻击，自然是被虎部队当作礼物笑纳；如果是大规模的雾隐忍者，宇智波鼬就会带着虎部队撤退。他才不在乎什么任务惩罚，木叶村不可能因为任务失败就处死木叶忍者。暗部忍者的暗杀对宇智波鼬已经毫无威胁，志村团藏能做的也就是散布谣言，诋毁宇智波鼬的名誉。谣言那就更不害怕了，他上辈子可是片警，90%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安抚社区退休的老太太们。
就木叶村的流言水平，比社区老太太们信谣传谣的水平，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说实话，传播谣言和加工谣言也是脑力活动，是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木叶村的村民忙得脚不沾地，也就混了个温饱，哪有退休老太太们有闲有时间？那帮老太太们每月的退休工资比他还高，身体倍棒，吃饭倍香，还都接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脑子里很有料。他们整天就聚在一起，专心就干创造谣言、传播谣言、加工谣言这3件事，不断的给社区工作人员和片区警察制造跑断腿的工作。宇智波鼬穿越前最后的10年，基本上就是被退休老太太们折腾，锻炼出了一颗超级大心脏，不论多吓人的话都能当成耳旁风。当初逼死齐木硕茂的谣言，在宇智波鼬看来就是毫无波澜。白牙为了救队友而放弃任务，给木叶村带来了巨大损失，这算是谣言吗？不算吧。这句话就是简单平铺直叙，既不耸人听闻，也不引人入胜，更不贴近生活，连 UC 震惊部标题党都不合格。按照宇智波鼬的谣言常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谣言散布出来，比如白牙的错误导致9成忍者受害，3代火影大人表示此生未见如此重大损失，权威忍者透露因为白牙的失误，食盐价格即将暴涨，白牙的错误继续发酵，粮价预计出现100年不遇的增长。但什么都没有。就在宇智波鼬奇怪谣言的酝酿阶段怎么如此漫长的时候，齐木硕茂自杀了。宇智波鼬才知道，不是谣言还在酝酿，而是木叶村的谣言最高水平就是这样平淡且毫无波澜。如果团藏用这样的谣言来对付宇智波鼬，那他一定能做到波澜不惊，微风拂面都算不上，又轻松又没有风险。宇智波鼬最喜欢这样的任务了，他开心地领了个大型驻守任务，带着虎部队一溜烟跑到了海上，安心地驻扎下来。初春的大海天气清凉，每天都能够看到日出景象。宇智波鼬按时吸取紫气，吸取自然能量，打磨精神力，沉浸心灵，全身心地沉浸在修炼之中。驻守的任务确实很清闲，甚至是非常无聊的。宇智波们的性格属火，天性好动，爱好冒险，不太适合驻守工作。就算是虎部队的宇智波被宇智波鼬改变了很多，但本性的影响还是难以根除，各种抱怨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宇智波鼬对此自然是了如指掌，他在修炼之余开始调教虎部队的弟弟们，队列训练、体能训练、游泳训练全都加倍，一定要把战争期间耽误的训练量追回来。宇智波们被操练的叫苦连天，每天都是精疲力尽，倒头就睡，再也没有精力抱怨没事可干了。但10几岁的男孩们精力是无限的。仅仅2天后，宇智波弟弟们就适应了高强度的训练，他们又开始抱怨无聊了。这宇智波鼬能人，他终于拿出最后的安排，指挥弟弟们修建房屋、防御工事和陷阱，还得挖掘沟渠、蓄水池，以及开垦菜地、种植蔬菜。种菜是宇智波们最不能理解，同时也是宇智波鼬最坚持的工作。松土、施肥、育种、除虫、追肥、掐尖，全都是宇智波们不知道的，到处都充满了让人头皮发麻的细节。仅仅巴掌大的一块菜地，似乎永远都有干不完的工作，再加上积肥堆肥的恶臭，种菜成了宇智波弟弟们的梦魇。连最老实的宇智波中道都忍不住找到宇智波鼬抱怨：“鼬大哥，为什么要种菜？”他问的宇智波鼬就是一愣，下意识地回答道：“我们要在这住1个月呢，当然要种菜。”宇智波中道听到这理所当然的回答，再看到自己的领袖正在侍弄菜地，菜地里的小菜水灵灵，长得郁郁葱葱，排列得整整齐齐，他顿时哑口无言。宇智波家族盛产变态，但这种爱好种地的变态，宇智波鼬是宇智波家族有史以来的头一个。但宇智波中道意外地发现，自己对于鼬大哥的怪异癖好并不反感，他和伙伴们只是讨厌自己被逼着去种菜，感觉就不像是忍者做的事情，更不符合宇智波家族忍者的逼格。宇智波鼬自然察觉到了弟弟的想法，他微笑着点了点中道的额头，在他脑门上留下几个泥巴印。他笑着说道：“中道，我们宇智波的职业是忍者，杀戮是忍者这个职业的基本行为，所以我们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但我希望你们不要被杀戮扭曲心灵，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人类，而不是杀戮的机器。所以我带着你们吃喝拉撒，鼓励你们有充分的喜怒哀乐，强制你们过正常人的生活。”宇智波中道都听得懵了，结结巴巴地问道：“可这和种菜有什么关系？”宇智波鼬掰着指头说道：“耕耘、播种、浇水、施肥，看着自己种下的种子发芽，然后照顾它长大，最后收获的绝不只是几颗小青菜，还有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宇智波中道依然听不懂，其实除了炎黄种能够从这些语言中感受到喜悦，其他文明一律都不行，包括被换了新的香蕉人。宇智波中道是个老实人，他直接承认道：“鼬大哥，不明白。”宇智波鼬也知道自己强人所难了，遗憾地叹了口气，说道：“不明白很正常，这种事是纯粹的感性体验，没有办法通过解释让人理解，只有亲自体验才能真正明白是怎么回事。哎，也只是有可能而已。”接着他把脸一抹，强硬地下达了命令：“现在不要跟我提意见，按照我的命令好好工作，明白了吗？”宇智波中道瞬间找到了熟悉的感觉，立正站直，恭敬地回答道：“是。”回去后把我的话告诉所有弟弟，老实的干活，只要再过10天，你们或许会明白了。是。赶走了宇智波中道，宇智波鼬叹气道：“看来弟弟们中没有能够规划的人选了。”三轮雅士悄然地浮现在宇智波肩头，轻笑着说道：“鼬，你就是妄想，都是10几岁的大男孩了，从一开始就是忍者的思维，能改变成这个样子就很了不起了。他们可不是本喵，从不懂事的时候就被你拐到身边，教成了和忍界格格不入的三观喵。”宇智波鼬大喜：“梨花酱，你突破了！”三轮雅士余怒未消，气哼哼地说道：“是突破了喵，结果一突破就发现自己被暗示的痕迹，气死本喵了。”宇智波鼬，
你要是不给我，呜呜，好吃喵！宇智波优将早已准备好的油炸小麻花塞进了狸花猫的嘴巴里，瞬间就让怒气冲冲的猫咪眼睛弯成了月牙，开心的发出了呼噜噜的声音。一连吃了3根酥脆小麻花，三轮雅士才满足的停了下来，智力也随着食欲的消退返回。他警惕的问道：“你给我吃了啥喵？”宇智波优笑着说道：“油炸小麻花原料是面粉、鸡蛋、一点点盐以及成熟的古质蒲公英2代种子粉末，是不是觉得特别好吃？”三轮雅士点头，但疑惑的说道：“是的喵，可是不应该喵。”宇智波优本来是不应该有小鱼干好吃的，但这玩意含有奇妙的生机，以及我也琢磨不透的养分，对骨头的强化有极大的好处。因为我们的身体非常缺乏这种养分，所以才会觉得特别好吃。奇怪的是，这个养分的味觉影响十分极端。宇智波优再次拿出一根小麻花，递给了三轮雅士，接着说道：“当身体需要的时候，觉得非常好吃，但摄入到足够的量后，就再也不觉得好吃了。”三轮雅士2只前爪抱住小麻花，果然发现自己吃的欲望一点没有了，甚至还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厌恶。狸花猫水汪汪的眼睛看向了宇智波优，好奇地问道：“确实是不想吃了喵？这说明了什么喵？”宇智波优耸肩道：“我也不确定，但有可能是这种成分很重要，但也非常危险，只要摄入过量就会要命吧？这么神奇喵？”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么神奇。其实普通人的身体也很神奇。很多人好饮酒，但不论觉得酒有多么好喝，喝到一定量后都会头晕头疼、恶心呕吐，这就是身体在高喊，再喝就会要命了。三轮雅士惊讶之余，也忍不住得意地说道：“人类的身体真是敏感，但人类也真是愚蠢喵！明明有害的东西，居然能够喝下去。”在铲屎官似笑非笑的目光下，狸花猫的声音渐渐变低，最后迟疑地问道：“有什么不对喵？”笨笨的狸花酱，你说这话之前得想想猫草啊！发了一会呆，狸花猫强装无视地承认道：“好吧，忍猫也是有弱点的喵。”哈哈，对了哟，三轮雅士打断了宇智波优的笑，他说道：“我们带来的肉马上就要吃完了，周围的鱼虾蟹也都捕捉得干干净净了，这个问题得解决一下喵。”宇智波优顿时止住了笑声，皱眉想了想，然后眼珠一转，想到了什么，他缓缓地说道：“好吧，木叶村的后勤运输也确实不给力，不过算一算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可以去收割章鱼腿了。”三轮雅士惊喜地问道：“真的喵？”宇智波优点头确认道：“真的，已经36天了，新生的8条腿中至少也有2条长实在了。”狸花猫立刻雀跃地欢呼道：“太棒了喵！我们去砍章鱼腿喵！”宇智波优笑着说道：“这次我们就不动手了，正好锻炼锻炼宇智波弟弟们，让他们获得一些和巨型查克拉生物的实战经验。”三轮雅士对此毫无意见，他只想吃到新鲜的章鱼腿，至于是谁砍下来的，那是无所谓的事情。虎部队的宇智波动手，他既不用费力气，又能吃到美味的章鱼肉，这是大好事啊！喵！三轮雅士突然惊觉地喵了一声，然后他神色复杂地看向了宇智波优，讷讷地说道：“原来是这样的感觉，难怪优现在这么努力地带领宇智波弟弟们。他们现在就能干这么大的活，将来都成了上人，我们2个可就发达了喵。”宇智波优嘿嘿笑着说道：“对，就是这个感觉。忍界这么大，无人的大海有宝物，川之国无人的山谷中有宝物，那么风之国无人的大沙漠中呢？土之国广阔的10万大山中呢？我听说云隐村在大海上藏了一座活着的岛屿，每时每刻都在移动的岛，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梨花酱，忍界这么大，我们2个怎么可能照顾得过来？要是天天忙碌于收集资源，那也太累了呀！所以得有人替我们收集这些资源，甚至还要考虑可持续的发展。该种植的种植，该养殖的养殖，不能一味的搞灭绝式采集。哦，难怪你逼着宇智波弟弟们种菜喵，原来都是计划好的喵。哟，你好阴险喵！胡说，这怎么能算是阴险呢？这是提前安排工作需要的技能训练，一个领袖是必须要有足够的前瞻性的，不能总是事到临头才着急上火的处理问题。喵喵喵，我不信喵！宇智波优自然听得出来三轮雅士在开玩笑，于是他也不再解释什么，而是扑了过去要抓住狸花猫挠痒痒。一人一猫就在菜地里打闹起来，他们从翻翻滚滚的跳跃变成到处不断的闪现，行动带起了阵阵劲风，笑声从四面八方传了出来。玩闹使用的力量等级渐渐提升，后来更是连风盾和火盾也出现了，一道道锋刃和火箭穿梭在叶片藤蔓之间。但不管打闹的有多么激烈，却没有一片青菜叶被损坏，豆角和黄瓜藤蔓也没有丝毫的损伤。最终还是宇智波优技高一筹，闪现到了三轮雅士的背后，一把揪住了他命运的后脖梗，挠肚皮挠了个爽后，结束了这次办事较量的玩闹。笑得全身酸软的三轮雅士趴在宇智波优的胸口，难以置信地说道：“优，你居然把飞雷神之术开发完成了，这也太快了喵！”宇智波优也累得够呛，他有气无力地说道：“这怎么能算是快呢？我可是有基础的。千手飞剑证实了飞雷神之术可行，我通过你体验了那么多次逆通灵，又掌握了全套的漩涡封印术，开发的条件都凑齐了，2个月开发成功只是应该的。”他看向了三轮雅士，赞美道：“梨花酱才是最了不起的，我只是提议几句，你就能完成以火御气，操控温度，精准控制空气密度，通过折射光线让自己隐身。隐身可太厉害了，对我的写轮眼磕得死死的，我明明有了心理准备，还是差点被你反击成功，而且是连续好几次呢。”三轮雅士没好气地说道：“胡说喵，你还没有开启星眼神通，开了的话，单纯的视觉隐身有什么用喵？”宇智波优笑道：“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休息下，准备带队出发了。”“好喵，我稍微睡一觉，醒了就出发。章鱼腿，章鱼丸子，铁板。”慢慢的，三轮雅士的爪子缩到了自己的下巴下面，柔软的尾巴也包裹了过来，他发出了呼噜噜的震音，睡着了。
宇智波优用手撸了几把，狸花猫不为所动，感受了一下背后泥土的潮湿，他无奈又宠溺地笑了笑，将手覆盖在小猫的肚子上，体内自然能量驱动查克拉运转。首先改变了背后的泥土形状，使之符合自己的身体结构，然后又散发出高温，驱散了潮湿带来的不适感。感受到背后的贴合与头颈的支撑，还有温暖干燥的舒适，宇智波优满足地扭动了一下身体，听着小猫的呼噜声，沉沉地睡着了。随着修行日渐精进，他渐渐感觉到筑基期最后一次突破的那道屏障，但与此同时，他也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宇智波优的身体更加强壮，细胞更加有活力，反应更加的敏锐，头脑更加的灵活，精力更加的充沛，同时睡眠也更加的稀少了。这也许是好事，但宇智波优很珍惜睡眠，尤其是黑田一觉后的焕然一新，就像是整个人都经历了一次重启，说不出的让人留恋啊。所以他不再按时睡觉，只要有睡意，只要条件允许，他就会直接睡。要是错过了这次的机会，下一次睡意再来，可能就是第2天甚至第3天了。按照这个趋势，在未来10年左右的某一天，宇智波优就会像孩子长成大人，再也体会不到玩尿泥的快乐一样，永远的失去睡意和睡觉这种功能。生命晋升的代价呀！宇智波优的睡眠很深沉，无梦的睡眠只持续了57分钟，他就精力饱满的醒了过来。他召集了岛上的虎部队，当着所有弟弟们的面拿出了5个分队的抽签筒。宇智波们顿时哗然，有行动！宇智波优大声的说道：“今晚我要带3个分队离开，去进行一场有趣的狩猎，我们去捕猎一只大家伙。所以祈祷吧，弟弟们！”宇智波优把手中的抽签筒摇得哗哗作响，下面83名宇智波炸开锅一样的祈祷起来：“神啊，求求你，一定要抽中我们！是我的，一定是我的！让我们去吧，我不想种菜了。”随着签子跳出来，83双血轮眼在空中就看清了，出来的是宇智波宽人和宇智波重信的分队，顿时欢呼声和哀叹声响成一片。狩猎分队带齐装备和武器，就在下午依然强烈的阳光中出发了。他们在宇智波优的带领下，笔直地向东北方向前进。经过4个小时的海面狂奔，他们来到了一片漆黑如墨的海域。此时太阳已经半沉入海，红色的太阳却在海面上染出粼粼金光，海面上风平浪静，天地间一片寂静。宇智波优和3轮雅士平静地欣赏着落日的余晖，宇智波弟弟们却没有这份闲心，他们红彤彤的血轮眼四处乱转，却找不到任何需要捕猎的大型猎物。宇智波优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能感受到血轮眼的目光，宇智波弟弟们急迫的目光就像68道探照灯一样，严重的扰乱了宇智波优的心情，将他们焦急的情绪投射到了他的心中。宇智波优尝试了几种办法，却不能切断对血轮眼的感知，也无法让自己重新安静下来。最后他只得无奈地命令道：“所有人都闭上眼，保持安静，尝试着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有没有什么变化。”是。当所有宇智波都闭上眼睛的时候，宇智波优终于觉得清静了下来，而那种异样的敏感也渐渐的消退，身体不受控制的异常开始出现了，距离最后一次突破越来越近了。当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后，太阳也就落山了，天色以非常快的速度暗淡下来，而大海则提前变成了绝对的漆黑。宇智波优也适时地说道：“好了，可以睁开眼睛了。”睁开眼睛的宇智波们都惊呆了，他们脚下的海面上满是星星点点的紫色光点，平静的大海竟然如同星空一样璀璨。这次的发光物不是乌贼，也不是水母，而是一种浮游藻类。这种藻类其实白天也发紫光，但在阳光下是根本看不到的，只有在夜晚环境下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当宇智波们惊叹于眼前的奇景时，宇智波优的声音再次响起：“你们的猎物来了。”他的话音未落，海水中就突然升起一个巨大的东西，因为发光藻类的存在，所有人都看到了海水如同山峰一样高高鼓起，然后又快速回落，激起无比绚烂光辉的壮观景象。随着海水掉落，发光的藻类附着在表面，勾勒出了一条巨大的满是吸盘的章鱼触手。这是一只巨型章鱼，大家应该感受到了，它散发着相当强烈的查克拉，而且还是8尾尾兽的查克拉气息。我给你们的任务就是捕猎这只章鱼，但我不允许你们杀死它，只能攻击并砍下我标识的2只章鱼腿。宇智波优的话让弟弟们目瞪口呆，这么大的查克拉怪兽还和尾兽有关系，捕猎难度绝对高的吓人，怎么能禁止击杀呢？在喧哗声响起之前，宇智波优朗声说道：“这只章鱼的腿肉非常好吃，你们之前吃的那种水发肉片，就是我之前砍下的章鱼腿晒干制造的。”宇智波们的骚动突然停止了，所有人都专心致志倾听领袖的讲述，恨不得贴上去听清楚每一个字。这只章鱼很厉害，但最厉害的是它有断肢再生的天赋。我等了2个月，终于等到2根章鱼腿长好，才带着你们来砍章鱼腿。如果你们要是把它给杀了，以后就再也吃不到了，还杀吗？不杀，绝对不能杀。对，不能杀。而且还要注意，除了我标记出来的章鱼腿，其他6根可以打，但千万不要砍下来。我上次砍下来的时间太短了，那6根还没有完全长好，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这次我们砍下2根成熟的章鱼腿，再过25天，我们还可以再来砍下2根，之后每隔25天就来一次，就能源源不断的吃到章鱼腿了。我们明白了。宇智波优简单的结了个印，一道金色的火焰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射向巨型章鱼，在临近命中的时候，火焰一分为2，分别击中了章鱼的一条腿根。金色火焰命中后并没有熄灭，而是迅速的蔓延燃烧，形成了一道环形的火焰圈，将章鱼腿的根部标示了出来。宇智波优对自己的标记忍术深感满意，他大笑着将手一挥，命令道：“标记已经好了，大家上吧。”火焰的标记可不是没有伤害的，金色的火焰灼烧下，章鱼发出痛苦的嗡鸣声，海水也为之震动不休。在巨型章鱼的鸣叫声中，宇智波宽人欢呼一声，带着自己的队伍率先冲了上去，
以4-4战术阵型向巨型章鱼发起了攻击。宇智波重信慢了一步，只能带着自己的分队绕路，从巨型章鱼的侧后方发起冲击，目标是章鱼的另一条腿。两个分队的忍者在海面上踩踏，脚步的震动激发出藻类更强的光芒，形成了一个个环形的光圈。许许多多光圈组合在一起，勾勒出忍者分队冲击的路线和队形，像两只巨大的铁钳对巨型章鱼发动了前行攻势。这是4-4战术分队间协同的基本战术队形，两只铁钳可以不分主次，也可以随时切换主次，战术可以临场变化，能够让被攻击的敌人顾此失彼，昏头胀脑。但这是用来对付拥有统一指挥的忍者部队的战术，用来攻击一个拥有9颗脑袋的巨型章鱼，所有的战术变化都是毫无意义。因为章鱼的9个脑袋常常互相矛盾，只要不是面临必死的危险，就会各自按照各自的意志行动，压根就不会受到战术变化的调动。和巨型章鱼的一轮战斗打下来，两支分队的宇智波被打得狼狈不堪。得益于章鱼的行动能力和速度较差，以及虎部队中写轮眼的普及性，没有任何人在战斗中被命中受伤，但队形已经被彻底打散了。并不是打散了，而是他们根据巨型章鱼触手攻击后伤害波及范围的大小，自发地调整了小队成员彼此之间的间距，又缩小了小队之间的距离。宇智波优自然是非常满意，能够在战斗中根据敌人的情况对战术做出正确的调整，证明虎部队已经开始成熟，他们有资格吸纳新成员，以自身为模板复制出更多的虎部队分队了。回去后就告诉宇智波和司，他可以批准学习会之外宇智波家族成员的加入申请了。战术队形调整之后，宇智波们也逐渐熟悉了巨型忍兽的攻击方式，对于这种变化不多但威力巨大的攻击应对起来十分的轻松。问题出在攻击方面，宇智波主要擅长的是火盾、手里剑和体术，缺乏风盾和雷盾的切割性攻击。他们用火盾炸开章鱼脚根部的尝试失败后，就只能用忍刀劈砍的方式进行切割。不得不说，这种砍伐大树的方式实在是太危险，而且效率低的让人啧舌。战斗从太阳刚刚落山一直进行到满月高居天空，巨型章鱼的两只腿依然健在，看起来伤痕累累的根部，其实连厚厚的皮肤都还没有切开呢。擅长爆发却不善于久战的宇智波们眼看着萎靡了下去，宇智波优这才拍了拍三轮雅士的脑袋，将他唤醒。宇智波优对梨花猫说道：“看来还得你我出手了。”三轮雅士揉了揉眼睛，无精打采地说道：“不是说弟弟们能够搞定的吗？出什么事了喵？”宇智波优解释道：“是我失算了，弟弟们的攻击力其实不差，只是没想到这只章鱼还有进化的能力。被我们砍掉所有的腿后，重生的章鱼腿防御力大大增加了，就说那皮肤的厚度起码就增加了一半。”三轮雅士打起精神看了过去，很快就惊讶地说道：“果然是变厚了，而且韧性和弹性也变得好厉害喵！好在本喵也进步了许多，看我一下砍掉这条腿喵！”宇智波优指了指后说道：“你左我右，咱们两个一起上，打他个措手不及，免得这只章鱼见了我们就逃跑。”好的喵！3秒后，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突然从章鱼身前的海水中跳了出来，并在章鱼反应过来之前，分别站到了一个伤痕累累的章鱼腿上。巨型章鱼感受到了最熟悉也最恐惧的两股查克拉，顿时吓得全身一缩，9个大脑立刻达成一致，逃！所有的触手紧密排列，迅速拼接成一个喷水漏斗，然后同时用力将海水高速挤压出去，自身获得了强大的反推力，庞大的身躯猛然跃出水面。这只章鱼竟然向飞鱼学习，面对敌人的时候选择空中飞行的方式逃脱。它的体型可比飞鱼大多了，又没有翅膀，在脱离水面后继续挤压海水，利用反冲力飞了足足数百米，直到海水被全部喷射完毕，巨型章鱼才重重地落回海面上。接着它将6条章鱼腿并拢成鱼尾状，齐心协力地摇摆起来，就像一条巨大的肥鱼一样快速地逃进了海。是的，在它落回海面之前，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就各自切下了一条章鱼腿，而且是最强壮的2条。更令人惊奇的是，与之前切下来就变成死物不同，这一次章鱼脚被切下来后，它的脑袋没有第一时间死亡，而是封闭了血管，开始死亡前最后一次的挣扎。这种有神经中枢和思考能力的章鱼脚，比断裂后的壁虎尾巴可厉害的太多了，它甚至能够有意识的逃跑和攻击。当然，这么一根章鱼腿是不可能独活的，它脱离了身体后，血液就不再流通，当含氧量下降到一个阈值后，死亡也就降临了。梨花酱，喵！我开始喜欢这只章鱼了，它进化的速度不慢呢，完全可以成为虎部队最好的磨刀石。说实话喵，这只章鱼进化后，肉变得更好吃了。竟然是这样喵，那我也开始喜欢它了。当大海恢复平静的时候，天空已经泛起鱼肚白，发光藻类的亮度渐渐被环境掩盖，瑰丽的海洋美景消失了。宇智波弟弟们和章鱼进行了10个小时的持续战斗，他们以失败证明虎部队的战术、忍术和所有技能在对付巨型忍兽时相当的乏力。同时，宇智波们的耐力是最大问题。战斗开始后仅仅1个小时，宇智波们就没有查克拉发动忍术，甚至连劈砍的力量也疲软了下来。2个小时后，2个分队理智地放弃了砍下2条章鱼腿的想法，合力攻击其中1条腿。5个小时后，宇智波们就绝望了，他们的体能下降到无力挥动忍刀的程度，对面的巨型章鱼的伤口的流血都止住了。到了最后的1个小时，宇智波弟弟们其实就是逃命了。宇智波优坐在停止跳动的章鱼腿上，语重心长地说道：“现在知道自己的弱点了吧？缺乏对付巨型忍兽的办法，缺乏和敌人坚持到底的耐力。就算是我没有禁止大家杀死章鱼，你们从一开始就抱着杀死他的想法，其实也拿他没有办法。第一个问题很好解决，无非就是学习高级忍术，以及装备针对巨大体型的巨大兵器。第二个问题也有办法，但却是个笨办法，练，狠狠的练，往死里练。”
宇智波弟弟们没有一个站着，他们或是漂浮在水中，或是趴在僵直的章鱼腿上，每个人都是大口大口的在喘息。听到宇智波优的话，他们纷纷举起自己的右手，声音虚弱而嘶哑，但无比坚定地说道：“是，优大哥。”战斗带来的直观感受，比宇智波优苦口婆心的叮嘱以及最严厉的体罚更有说服力。体验过鏖战10小时，到最后战斗站不起来，全靠宇智波优救命的经历后，虎部队的34名宇智波从心底里认同了体能训练的必要性。他们见过那个体术疯子，每天机选训练的时间超过12小时的疯子，当时所有人都在心中嘲笑他是个废物，想着这样照死里练有什么用？到了战场上，一个忍术打过来，不就什么都没有了？但现在，所有虚弱到站不起来的宇智波都想到了带，如果是这个家伙在这里，想必能够活蹦乱跳的战斗到最后。其实，如果宇智波们能有麦特带一半的体能，他们就不需要战斗这么久。虽然宇智波的火盾不便于撕裂，忍刀劈砍也不得力，但都能够破防的。仅仅1个小时就将巨型章鱼打得皮开肉绽，蓝色的鲜血弄得到处都是。如果能够保持最初的势头，最多4到5个小时，巨型章鱼的2条腿都会被砍下，只剩下6条新生软腿的章鱼再也没有反击的能力，就只能像之前那样逃跑。可惜宇智波们的体力只能维持1个小时，和巨型忍兽的战斗完全不同于忍者之间的战斗。巨型忍兽拥有远超忍者100倍1000倍的厚皮防御，以及漫长到让忍者绝望的血条，需要巨大的破坏力和足够持久的耐力才能击倒巨型忍兽。对付这样的巨兽，通常都是影级忍者负责，或者集中数百名忍者合力围攻。虎部队的宇智波们在战场上表现出了超强的战力，但那是战术以及组织力的优势体现，他们的硬实力并没有超过了数百名普通忍者。因此，遇到战术效果大打折扣的个体强敌时，硬实力的不足就凸显出来了。首战以23人伤亡为代价，消灭350营忍者，再战更是零伤亡，造成超过3000杀伤。年轻的虎部队不可避免的骄傲了，对于训练是打心眼里提不起劲。但现在这个骄傲被打得稀碎，宇智波弟弟已经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新忍术，好好的锻炼体力，努力的修炼提升实力，争取早日得到3勾玉血轮眼。仅仅休息了3个小时，少年人的体力就恢复过来了，甚至他们的沮丧和不安也统统丢到天边去了。宇智波家族的少年人开开心心的扛起2根大粗腿，说说笑笑的分着宇智波优往回走。宇智波优虽然也是18岁，但他的心不是真的少年，对于弟弟们的活力惊叹不已，羡慕的赞叹道：“年轻真好。”说完，他就从手中的盘子上捻起一片菲薄如纸的章鱼块，透明的鱼块就像水一样清澈，晃动中带起波光粼粼的光效。三轮雅士探出爪子勾住鱼块的一角，然后用他带倒刺的舌头一舔就吸入嘴中，滑嫩的鱼块没有任何停留，直接就顺着喉咙进入了猫咪胃里。整个过程顺滑如丝，给狸花猫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吞咽享受。美帝他眼睛都眯了起来，发出了幸福的喵喵叫。今天的三轮雅士终于不需要任何加工就能生食巨型章鱼腿了，在享受最大的生猛滋味时，也最大程度的得到了肉里面的好处。宇智波优捻起下一片，轻轻卷成肉卷，然后蘸上灵魂蘸料，这才送入口中，慢慢的咀嚼。甜美的章鱼肉和腥香刺激的蘸料混合，带来层级丰富的味觉。咀嚼后入腹，在胃里化作一团暖流，缓缓地渗透到身体各处，滋养着身体的细胞。但宇智波优却皱起了眉头，遗憾地说道：“这个火候还是不到位啊，看来每隔25天收割一次的计划是行不通的。这章鱼腿的滋味和养分和上一次差了不少。”三轮雅士笑话他道：“做梦吧，最初那8条腿，不知道是被尾兽查克拉侵染多少年的结果，现在才2个月能有这滋味，足够喵。的确，这种定期收割的方式，搞得巨型章鱼和养殖的差不多，能有现在的滋味已经很好了。这种未经烹饪的生猛海鲜，宇智波信重和宇智波宽人都是吃一口就被冲倒了。2个人的消化系统承受不住鱼肉中的能量，就像生吃了人参一样，流鼻血、燥热冒汗、头晕眼花，甚至还跟吃了山南菌子一样，出现了奇怪的幻觉。2个2勾玉血轮眼的强大忍者，像醉汉一样在海面上和不存在的敌人战斗起来。到现在，这2个倒霉蛋都没有摆脱幻觉，只能牢牢地绑成粽子，丢到他们的队员扛着的章鱼腿上待着。所以说，章鱼肉的品质到这样的程度就够了，再想提高质量，肉的产量可就要让人失望了。宇智波优咂摸嘴，点头认可狸花猫的说法。快速和三轮雅士分享完所有的愉快，宇智波优突然怀念章鱼烧的味道了，于是他将托盘丢掉，转过头对着弟弟们高喊：“加快速度，回去我给你们做章鱼肉吃。”但是宇智波们不约而同地看向在章鱼腿，看着上面扭来扭去的2位分队长，他们集体把脑袋向后一缩。宇智波们问道：“优大哥，您说实话，这肉真的是能吃的吗？”宇智波优憋住笑，认真地回答道：“当然能吃。还记得刚来汤之国的时候，我给你们吃的大块鱼肉吗？那就是章鱼腿的肉。”宇智波们忍不住发出了惊呼，回想着当时品尝到的美味，大家的腿上莫名的就增加了无数的力气，行进的速度越来越快。得益于所有人的速度加快了许多，当天中午虎部队就吃到了铁板章鱼腿，所有人都赞不绝口，章鱼腿的肉果然是美味，而且新鲜章鱼肉也确实比干制后在水发的肉块鲜美，吃到肚子里产生的热流也更加强大，让人精力充沛。宇智波重信此时也恢复过来，一边不怕死的大吃香喷喷的章鱼肉，一边问道：“优大哥，这章鱼肉做熟了可真好吃，可生肉怎么那么可怕？我和宽人只是尝了指甲盖大的一块就倒下了。”宇智波优笑着说道：“你其实还想问为什么我和三轮雅士能生食愉快吧？”宇智波重信不好意思的笑了，嘿嘿，确实还有这个疑问。三轮雅士回答道：“这很简单，重信和宽人，你们2个的实力太差了，消化不了生的章鱼肉，
消化系统出问题，导致身体各处系统紊乱，自然就会出现种种问题。宇智波优补充道：“注意啊，三轮雅士说的实力是指身体强壮的程度，和忍术熟练不熟练没有关系的。肌肉力量、神经反射、消化能力、恢复能力以及查克拉量都是。”他指着自己的眼睛说道：“我们宇智波家族的血轮眼也是重要的标准，当然是要觉醒三勾玉的血轮眼，而且没有出现血疾病，身体的素质才能达到标准。”宇智波和司张口结舌，他现在也是双勾玉血轮眼，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知道三勾玉是什么分量。那可是上忍、精英上忍、火影以下的最高阶级，木叶村的正经高层。他吐了吐舌头，叹息道：“哎，三勾玉血轮眼可太遥远了，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吃熟肉吧，煮熟可比晋升容易。”哎呦，话还没有说完，他就挨了一记脑瓜崩。宇智波优收回手指，指了指煎熟的章鱼肉，说道：“不要以为我只是简单的把肉给煎熟了，还记得我带来的各种药材和香料吗？今天为了给你们做饭，我把1/10都用来炮制章鱼肉了。我是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以17种药物和9种佐料调和压制了章鱼肉的造型，这才能保证吃到肚子里能够迅速消化。要是你们随便煮熟就吃，嘿嘿，说不定比生吃还要命。”宇智波优的话让所有人都是一惊，但随后就放松下来了。原来这也是药膳啊，而且是比在家族内传授的药膳复杂的多。此时的宇智波弟弟们经历了很多，和在村里的时候已经大为不同。明白了之后，就默默地多吃一口肉，同时心里想的是，绝能不告诉虎部队之外的人，不能再让嫡系抢走我们的东西了。宇智波优也不再说话，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此后的1个月，大海上风平浪静，雾隐忍者数量更是一天比一天少。宇智波优教授虎部队成员学会了更多的忍术，并一起研究如何以众人之力对抗巨型忍兽以及强大的精英忍者，甚至隐级忍者。但经过实战演练发现，巨型忍兽有办法对付，但强大的忍者没有办法。灵活强大的忍者一旦实力超过2个等级，他就会反过来成为战术最强大的克星。结论就只有一个，只有隐级忍者才能对付隐级忍者。宇智波优对此这样的结果有点失望，但他的心情没有沮丧，爽朗地说道：“到最后，只能是希望大家自己努力进步，尽早成为三勾玉血轮眼的精英上忍，才能对隐级忍者发挥出战术的优势了。不过到了那个等级，就不要任何固定的战术了，大家的默契配合才是王道。”整齐列队的虎部队宇智波们齐声回答道：“我们会努力的。”宇智波优点头表示认可，然后他突然笑着说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时间已经到了，我要去检查你们种的菜了？”啊！此时是木叶44年的春天，火之国春耕已经完成，正是开始种菜的时间。但在温暖的大海上，却是第一季蔬菜采收的时间，也是宇智波优规定的检查弟弟们种地成果的时间。但不得不说，木叶村的忍者们更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实力，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忍术、磨练体能、练习体术上，对于菜地根本没有投入什么精力。宇智波优在检查中看到的就是粗略的刨开的地面、凌乱的蔬菜苗以及高级人妖的野草。宇智波优无奈地说道：“这哪里是菜地，明明就是野地啊！”但他并没有因此批评种地的宇智波，只是简单的瞪了他一眼，说道：“以后不用种地了，浪费种子。”虎部队83名宇智波，83块小小的菜地，全都是这副模样。宇智波优深感失望，但表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只说了几句并不严厉的批评，一人敲了一个脑瓜崩，就算结束了。宇智波弟弟们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并且为自己不用再种地而开心不已。但三轮雅士却知道，宇智波优的失望是相当厉害的，他甚至是很沮丧的。于是，在虎部队看不到的时候，狸花猫尽力的安慰铲屎官，希望他的心情能够尽快好转。宇智波优撸着三轮雅士柔软的毛发，听着他呼噜噜的震音，还是花了差不多1整天的时间才从沮丧中摆脱出来。我的心还真是不年轻了。怎么说喵？弟弟们被章鱼教训了，只要3-4个小时，体力和心情就一起恢复了。而我只是失望而已，产生的沮丧感在你的安慰下，还是用了1天1夜的时间才勉强缓了过来。平时心态稳定不易崩溃，但崩溃后恢复起来更难，这是老年人的心态啊。幸好有你，梨花酱，谢谢你。不用谢喵，你是我的契约者、铲屎官和道侣喵。对了喵，我也是才发现，你让宇智波弟弟们种菜，目的不是折腾他们喵？当然不是，我只是想看看能不能从他们中挑出几个弟子，真正的弟子。三轮雅士忽地站了起来，惊呼道：“你要传授仙道？”宇智波优点点头，可是你不怕3代火影了喵？已经不怕了，我很快就要完成筑基期的修炼了。一旦突破我，必然能够引入水灵自然能量，到那时武灵齐全，我的力量必然会出现一次质的飞跃，稳稳地成为隐级忍者中的强者。宇智波优的脑袋歪到一侧，目光注视着了自己种植的青菜、豆角、辣椒、茄子等作物，看着那些碧绿清脆的绿色，他喃喃地自语道：“也许还会更强。”三轮雅士这时候也无法理解宇智波优的心情了，实在是人类的心太过复杂，单纯的小猫实在是做不到。不过他知道自己的铲屎官会更加强大，甚至不再畏惧3代火影，他很开心。于是三轮雅士问道：“哟，你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突破喵？”说到这个问题，宇智波优一下子就回到了现实，咧着嘴回答道：“我也不道喵，真不知道。我的查克拉虫充足，自然能量充足，心情平衡且稳定。说到底，我的身体做好了全部的准备，只差一个契机。什么是契机喵？就像在川之国吃到奇物金属，在海上吃到章鱼珍珠，我明白了喵，你的契机就是要找到下一个好吃的。”宇智波优确实觉得有点掉价，但他的直觉和蹦动的心都在告诉自己，三轮雅士的话说得对，
他要找的是下一个好吃的。人家都是感悟天道，收集天财地宝，经历天劫的洗礼，成就无上大道，自己就是到处找吃的。我的妈耶，这仙修的感觉有点掉价。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有了个方向，以后可以努力寻找。第二天，吸纳了天地子气，观赏了日出，宇智波鼬继续思考自己要找的吃的是什么的时候，宇智波和司跑来了。他刚刚带着自己的分队经历了艰苦的体力训练，呼吸有些微喘的说道：鼬大哥，有暗部来通知我们，大蛇丸大人要来了。大蛇丸大人要来了，有说要做什么事情吗？说了，是要给我们晋升。宇智波和司兴奋的说道：鼬大哥，你要跳过特别上忍阶级，直接成为上忍了。宇智波鼬平淡的啊了一声，这是去年就商量好的，有什么好兴奋的？而且三代火影已经故意拖延了好几个月，不用想也知道猿飞日斩和志村团藏肯定搞了什么小动作，鬼知道会有多恶心人。他又问道：你们呢？你们的中忍晋升呢？宇智波和司连连点头说道：我们的晋升任命也一起，一口气22个中忍。嘿嘿，我也成为中忍了。宇智波鼬命令道：通知下去，训练暂停，集结，准备迎接大蛇丸大人。是。15分钟后，大蛇丸在虎部队的面前将一个特制的上忍护额交给了宇智波鼬，微笑着说道：恭喜你，宇智波鼬，你成为真正的上忍了。宇智波鼬笑着接过来，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崭新的护额交给了大蛇丸，那是他在忍者学校毕业时得到的护额。这个护额超级新，在头上戴过5次还是6次来着。大蛇丸接过来的时候，看着崭新的护额也是吃了一惊，然后他转头看向虎部队的宇智波们，果然不但一个护额都没有看到，他甚至连一个宇智波家族的徽章也没有看到。大蛇丸意味不明的笑了起来，若无其事的将护额收进怀里。宇智波鼬看到他的笑容，习惯性将护额揣怀里的手半路改道，老老实实的戴在了额头上。看到他的动作，大蛇丸满意的点点头。接着是22名中忍的晋升，大蛇丸很随意的念了名单，随意的解封风物卷轴，分发中忍马甲，就算是完成仪式了。大蛇丸随意的挥挥手说道：虎部队解散，宇智波鼬留下来，我还有些话要和你交代。出人意料的是，大蛇丸交代的是上忍的职责、义务和权利。听完大蛇丸的讲述，宇智波鼬才知道为什么3代火影在木叶上忍的晋升上会如此谨慎。原来木叶上忍握有一项权利，所有的木叶上忍不含特别上忍自动组成的上忍班可以决定木叶村的一切事务，火影做出的一切重大决策都需要上忍班投票通过后才能够着手实施，包括每年的财政预算额度，包括任何一个正式部门的建立和关闭，包括任何一场战争的开启与结束，甚至包括火影本人的去留。从2代火影开始，火影上位的最后一个程序就是上忍投票，哪怕是火之国大名认同了上忍班投票不通过，火影也就等于自动下台。当然，火影的权力更大，而且更加实际。以3代火影为例，他不但掌握着晋升上忍的审批权利，还掌握着上忍班开会的程序，不仅仅是能够控制上忍班的上忍构成，还能决定什么时候开会，开会为什么投票，一切都在3代火影的控制下。只要不是搞得天怒人怨，3代火影是不太可能在上忍班的投票中遭遇失败的。宇智波鼬此时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木叶白牙必须死了，齐木硕茂成为上忍班班长，戴上火影半袖后，竟然是他掌握着上忍班的开会程序，再加上齐木硕茂在上忍中的巨大声望，他能随时召开上忍班会议，通过投票让3代火影直接下台。有这样的权力在手，就和他齐木硕茂想做什么没有关系了。3代火影无论如何都会对他下手，不惜代价的干掉齐木硕茂。只不过猿飞日斩没有选择从肉体上消灭齐木硕茂，而是要从名誉和政治上杀死上忍班的班长，留下一个满身污名的上忍。按照使过不使功的原则，需要戴罪立功的齐木硕茂就会成为3代火影手里最锋利的白牙短刀。计划非常完美，只不过3代火影没有想到，白牙居然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信仰崩塌而自杀，搞得一地鸡毛。大蛇丸介绍完上忍的权利后，好奇地问道：怎么样，有没有大权在握，要为木叶村的未来投下一票的感觉？宇智波鼬从他金色的舌瞳中看到了戏谑，他也就没有掩饰地回答道：大蛇丸大人，不要开玩笑了，我只是300多个上忍中不起眼的一个新人，我的一票对于木叶村毫无意义。大蛇丸满意的点头道：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意这虚假的权利，那么我接下来给你的就是有实际意义的权利了。虎部队的编制扩充了，大蛇丸允许宇智波鼬扩充到300到360人之间，允许招纳吸收宇智波家族以外的忍者加入。听完大蛇丸的话，关键是拿到了正式签署的文书，宇智波鼬心花怒放，但表面上依然是云淡风轻的问道：这很有价值，但我想要的忍者呢？大蛇丸没有看到自己希望的样子，有些失望的回答道：放心吧，我已经批准了你的申请，宇智波家族的征召忍者和康复忍者大部分会集中到虎部队，只是将来要和岩隐村决战的时候，虎部队必须要能够压制爆破部队。宇智波鼬自信的表态：我需要1年的时间，保证把虎部队变成足以对抗爆破部队的精锐。非常好。大蛇丸拍了拍身上不存在的灰尘，说道：事情办完了，我也该离开了。他扫视了周围的环境，羡慕地说道：真是羡慕你啊，在战争期间都能过上这么悠闲又舒服的生活，我是没有机会享受了。说完，大蛇丸突然像漏气的气球一样瘪了下去，很快他人就消失了，只剩下一张皱巴巴的人皮丢在地上。大蛇流蜕皮假身之术，这是大蛇流忍术中的高级忍术，将蜕下的蛇皮制作成忍具，变成可以自由行走的受控假身。大蛇丸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操纵假身，就像自己亲临一样进行谈话，使用忍术，甚至战斗。据说制作最精良的假身能够发挥大蛇丸3/4的实力，而且假身的防御力比大蛇丸本人更强，还能承受相当大的伤害，是非常难缠的忍术。
宇智波优斜着眼睛看着这张蛇皮，思考了几秒钟后，还是一拳打了上去，点燃起金色的火焰，将蛇皮烧成了灰烬。大蛇丸丢下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让人放心，还是烧了比较好。几百公里外的木叶大营中，大蛇丸正在签署堆积如山的文件，他突然感应到了什么，整个人都微微一愣。沉默了几秒钟后，他笑了起来，小声地说道：“还真的把我的蛇皮烧成灰了，真不愧是焚尸者优，真是小心的过分。下次我得另外找个办法，不如试试能不能催眠一个宇智波，让他成为我的间谍。不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值得一试。”大蛇丸越想越是开心，也越发的觉得需要小心，一切都要以不被发现为前提。宇智波优这家伙很不好对付，要是被他发现了，这个游戏就不好玩了。大蛇丸走后，陆陆续续的就开始有宇智波家族忍者加入虎部队，但忍者的质量真是不尽人意，有一大半的宇智波忍者都是没有开眼的下人，关键是还有不少年过20的下人和30岁以上的中人。宇智波优身为宇智波，竟然是第一次见到这些老忍者，这才知道他们都是开眼失败后在木叶监狱做底层狱卒的，竟然给他搞来一帮狱卒，这也太不像话了。这些大龄的忍者都是竞争失败，又在监狱这种大染缸里打滚多年，就没有一个人的性格是正常的，要么是自信心崩碎成渣，整个人卑微的像是尘土一样，要么就是混得油滑无比。你说什么他都能做得大错特错，拍你能让你挑不出错来，真是让人头疼。宇智波信重才18岁，根本对付不了这些老狱卒，只能向宇智波优寻求帮助。宇智波优自然是有办法的，他建立了一个虎部队后勤中队，连中队长都没有的那种，把这些人一股脑塞进去不管了，硬生生把这么一帮人挂了起来。训练没有他们的事，吃饭自己解决，去砍巨型章鱼腿不会叫他们，吃肉的时候更是想都别想。宇智波优并没有堵死他们上进的路，他交代过几个分队长，只要这些人中有人主动跟着训练连续3天，就可以吸纳他加入战斗分队了。安排好这一切，宇智波优才感慨地说道：“果然是人群聚堆，形形色色，我今天可算是开了眼了。堂堂宇智波家族，盛产疯子和变态的写轮眼一族，竟然也有这么多废物一样的忍者。”宇智波和司也是感慨万分，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也是无法想象竟然会有这样的宇智波忍者。宇智波中道倒是叹气道：“我倒是知道一些，他们是家族里最惨的一群人。”宇智波优听到中道的话，转头看过去说道：“中道，你了解的话就具体说说他们的情况。”宇智波中道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说道：“其实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没有优大哥拉我一把，木叶监狱也会是我的归宿。”原来这些人都是出身底层，被送进了忍者学校学习，却因为成绩不好丢了宇智波家族的面子，遭到家族高层的嫌弃。从忍者学校毕业后，他们没有渠道加入忍者小队，也没有能力自行领取并完成任务，性格上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为主家和嫡系提供服务。这些忍者虽然是宇智波的忍者，条件甚至还不如平民忍者，连求生活都十分的艰难，慢慢的就把忍者的黄金期蹉跎过去了。等到了20岁还没有希望觉醒写轮眼的话，这些忍者就会退役回家，跟着家人学一门手艺，重新成为宇智波家族中的平民。这其中就有一些可以说是最倒霉的宇智波，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在下忍期间失去了父母亲人，成为了孤儿忍者，却没有能够觉醒写轮眼，成为了宇智波家族常识中的真正废物。但因为连家人都没有了，他们就算是退役都找不到可以学习手艺的渠道，没有丝毫生存能力的他们只能指望家族给口饭吃。于是木叶监狱就成了这些废物的唯一去处。宇智波优作为普普通通优秀的宇智波忍者，一直以为在修仙之前的自己就是家族的底层，他从来没有想到宇智波家族会有这样的人。原来他们已经经历过了足够的悲惨的命运，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哪怕是诅咒的反馈，难怪之前去看他们的时候感受到的都是些破碎的意志。他们的心死了呀，但是这也不关我的事，没有人能够为别人负责，除非他们自己还抱有希望，自己振作起来，否则他们还是自生自灭吧。宇智波优就是这么想的。随着宇智波家族的忍者不断加入，虎部队的规模不断增加，很快就扩充到了15个分队。宇智波优将5个分队合并为一个中队，设立一位中队长，并为中队长单独配置一个4人小队，这样每个中队的人数是89人，虎部队战斗队的人数达到了267人。但其中只有宇智波重信带领的第一中队才具有战斗力，其他2个中队甚至连基本的队列和纪律训练都没有完成，更别提还有37人的后勤中队，以及年龄不足12岁的童子军26人，这可都不是战斗力，而是拖累。毫无疑问，完成了大扩充的虎部队，现在战斗力也下降到了极限，成为了毫无战斗力的废物部队。好在大蛇丸给了足够时间的承诺，他在一段时间内不会给虎部队指定任务，全由宇智波优决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训练，只有进行足够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将这些宇智波转化为虎部队的合格成员。春去夏至，随着天气渐渐炎热起来，木叶44年的夏天到了。一支忍者部队快速的在波浪起伏的海面上快速前进，他们排列成标准的4-4制队形，在快速前进的同时，尽可能借助波浪隐藏自己的身形。这是最近非常流行的战术队形，分别从木叶村和云隐村开始流行，如今扩散到了岩隐村和沙隐村，甚至连再次返回战场上的雾隐村也采用了类似的战术队形。同时，忍界最流行的3人小队也变成了4人小队，使得战斗小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加。而这支忍者分队正是4-4制的源头，木叶村虎部队的宇智波忍者们，他们这是执行虎部队例行的每月1次的砍腿行动。很快，他们抵达一片无人的海域，找到了一座环形珊瑚岛。这座岛屿没有山峰，最高的地方只比海面高2米左右，如果遇到天文大潮，说不定会被海水彻底淹没。到达岛屿后，忍者分队的队长便拿出一枚特殊的铜哨，
这枚铜哨长度接近半尺，上面还镶嵌着5枚珍珠。队长仔细观察了周围的环境，确认没有其他忍者后，用力地吹响铜哨。奇怪的是，并没有尖锐的哨声响起，反而是5枚珍珠相继发光，但紫色的光芒中还夹杂着丝丝缕缕的电火花，消散到空气中。此时，一波波忍者们无法感知的纯粹的雷灵自然能量波动，从铜哨上迅速地扩散开来，将信息传送到了大海中。不多时，一只巨大的章鱼脑袋从海面上浮出，它张牙舞爪地慢慢向着海岛靠近。虎部队的忍者看到巨型章鱼，没有一个人显露出害怕的表情，也没有人做出战斗的准备。恰恰相反，他们的眼睛中充满热切期盼的目光，甚至传递出难以遏制的食欲，让被注视的巨型章鱼瑟瑟发抖。章鱼那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饱含巨大的泪珠，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又奇怪地混合了某种令人难以琢磨的期盼。磨磨蹭蹭的章鱼终于来到岸边，他犹豫、踌躇、害怕、不舍，但最终还是将2条最为粗壮、沿最深的章鱼腿伸到了岛屿上，然后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巨型章鱼鹦鹉一样的钩嘴快速开合，发出了卡哒哒哒的声音，似乎是在催促宇智波忍者赶紧的把活干完。领头的忍者说道：“今天是我们第2中队第6分队第一次执行任务，大家不要丢脸啊！”队长，我们明白，我们一定一次搞定，绝不给大个头制造2次痛苦。队长命令道：“准备，开始结印。”随着命令下达，17名忍者开始结印，火遁查克拉迅速聚集，空气中的温度急速上升，甚至出现了光线扭曲的现象。奇怪的是，忍者们提取的查克拉却是向着分队队长的身边聚集，最终形成了一股极为强大查克拉。这股查克拉是如此强大，甚至超过了上人所能达到的极限。第6分队队长结印完毕，瞄准了巨型章鱼2根章鱼脚的根部后，他释放了忍术，火遁蓝焰剑，一道火焰射流从他的嘴巴里喷了出来，火焰从刚刚出现时的红色迅速变成了橙色，然后继续变化为金色、白色，直到稳定成为一道宛如激光的蓝白色火焰剑，这才投向了章鱼放到了海岛上的腿。蓝白色的蓝焰剑散发着惊人的高温，并且具有难以想象的超高速冲击力，在接触到章鱼腿的瞬间就轻轻地切入其中，并在下一瞬穿透了章鱼腿。队长深吸一口气，操纵蓝焰剑原地旋转，直接切下来一根章鱼腿。蓝焰剑于是未消，毫不停息地冲向另一根章鱼腿，同样是毫不费力地刺入、旋转、切割。短短1秒之内，2根巨大的章鱼腿就被切了下来，比4个多月前的那次战斗表现好的实在是太多了。章鱼腿被割下来后，就和身体上的大脑断开了联系，在腿部脑子的控制下，留在海岸上乱蹦乱跳。但宇智波们熟练地使用了第2个忍术——火遁热交换。这是宇智波鼬精心开发的新术，别出心裁地以火遁驱使热量快速散发，达到快速降温的制冷效果。这绝对是让人目瞪口呆的忍术，甚至降温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忍术属于火遁的范畴，无论如何也无法降温到0度，这些宇智波使用的话也只能接近于6度。但6度的低温对于章鱼腿来说就足够了，在第一时间就让章鱼腿失去了挣扎的余地，被宇智波忍者迅速的打包封入了风雾卷轴中。巨型章鱼失去了2根腿，伤口的蓝色血液哗哗的流淌，疼的眼泪大颗大颗的成串掉落，却依然不肯离开海边，返回到深海中。他居然就守在海边，用剩下的6根深浅不一的章鱼腿向虎部队第6分队队长索要什么。这个宇智波忍者意外的能沉得住气，一直等到部下们将章鱼腿装好，这才慢慢的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铁盒子。他打开铁盒子，从里面拿出一根小小的小鱼竿。巨型章鱼此时的体型极为庞大，单纯的2颗大眼睛就比忍者还高，居然一眼就看到了忍者手中的小鱼竿。他瞬间就忘记了疼痛和2根章鱼腿，兴奋的连连晃动，章鱼腿也胡乱的拍打海水，就像一只看到蛋黄派的圆润狼王。宇智波桂枝拿小鱼竿，但他的手还没有举起来，巨型章鱼就是再兴奋也没有直接把触手延伸过来。这个30多岁的老忍者笑了笑，将手高高的举了起来。看到这个明确的信号，3只触手马上就伸了过来，以3点支撑的方式小心翼翼地捏住了小鱼竿，慢慢地缩了回去，将小鱼竿放进了能够一口吞下3个忍者的嘴里。仅仅一瞬间，巨型章鱼的图标色彩就全然褪去，雪白晶莹的就像白瓷一样，薄薄流血伤口也肉眼可见的收口愈合。接着，巨型章鱼身上的颜色开始变换，五彩缤纷的色彩构成了霓虹灯一样的华丽灯光秀，显示了章鱼兴奋的心情。更加惊人的是，就在这短短的几秒内，在愈合了的伤口上，一根小巧的新触手长了出来，正在灵活地扭动着。几分钟后，巨型章鱼的情绪稳定下来，对虎部队的宇智波忍者晃了晃触手，就头也不回地向外海游去，很快消失在茫茫大海中。宇智波桂枝也笑着命令道：“任务完成，我们回去。大家记住，只有带着章鱼腿安全返回，我们的任务才能算是圆满，路上必须保持高度警戒。”明白了。但第6分队的运气确实是相当糟糕，他们返回的途中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垂落风暴，青天白日的又是打雷又是冰雹，搞得人人都是带伤返回，遭到了虎部队其他分队的嘲讽。砍腿任务在4个月前必须是5个分队一起行动，而且还得是宇智波鼬或3轮雅士带队，这才能保证不会因为巨型章鱼的反抗造成人员的伤亡。没办法，新加入的新手忍者太多了，而这些新来的宇智波实力和经验都差劲，还不服从指挥，总想出风头，单挑巨型章鱼根本没法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情况很快就好转了。经过和巨型章鱼的战斗，新人们总算是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就是废物，老老实实的接受训练，认认真真的学习战术和忍术。毕竟是宇智波家族的忍者，基本的底子还是比纯粹的平民高不少，只要认真起来，进步的飞快。随着宇智波鼬带着他们学会了站桩和入镜，
写轮眼的普及率也开始快速恢复，虎部队的战斗力也随之快速恢复。另外就是三轮雅士在带队中不慎掉了几根小鱼干，被巨型章鱼吃到嘴里后，这家伙居然突然就驯服了。为了一口小鱼干，他能心甘情愿地贡献自己的腿，反正一次也不会全都砍掉，反正还能长得出来，换了。很快，三轮雅士和巨型章鱼就达成了协议，约定好了交易地点，甚至还约定了呼唤的信号。宇智波鼬根据这个信号，用自己的旧铜哨和章鱼自己产出的珍珠，制造了他生平第一件法器。这个镶嵌了章鱼珍珠的铜哨是吹不响的，但这种通过自然能量传播的波动，能够和巨型章鱼体内的珍珠共鸣。章鱼感受到这种震动，就会主动从海底登上岛屿，进行腿和小鱼干的交换。从上个月起，砍腿的任务就变成了一个分队执行。任务中最大的难题是能不能熟练掌握联合忍术、火盾、蓝焰剑。任务中的风险则主要源自于海上，宇智波们来回时可能会遭遇诡异的天气，以及本月渐渐增多的零散物隐忍者。今天的晚饭是虎部队的集体聚餐，3个战斗中队和童子军都可以享用章鱼肉大餐，只有作为垃圾筐的后勤中队不得参与，以示区别。宇智波鼬依然是亲自下厨，因为随着巨型章鱼开始摄入小鱼干，他的体质也在不断的变化，烹饪时的配料每次都得调整，根本没法传授给别人。这一次聚餐很正式，宇智波鼬竟然将后勤中队整个拉过来，还让他们分别站在餐桌的面前，闻着让人抓心脑肺的香味，亲眼看着其他宇智波享受美食。之所以搞得这么残忍，是因为第6分队的队长宇智波贵之很特殊，他是从后勤中队努力挑出来的。宇智波贵之是4个月前扩招时加入的，32岁未开眼的中人，父母兄弟死于上次战争，连孩子和妻子都意外离世，经历如此悲惨的人生都未开眼，在后勤中队也是被鄙视的最惨的一个。宇智波鼬大声地讲述了宇智波贵之的情况，然后用更大的声音说道：但就是这样一个公认是垃圾的宇智波，他自己没有放弃，他主动跟着第1中队训练，不完成训练量就不眠不休的加练。他以自己的努力满足了我的条件，正式加入了第2中队，并且在仅仅15天后就觉醒了血轮眼。命运的苦难早已灌满了他的心，宇智波贵之很快又觉醒了2勾玉血轮眼，成为第2中队第6分队的队长。他不是废物！哗哗哗！按照军训的习惯，激烈的鼓掌声响成一片。宇智波贵之的脸涨得通红，众人的注视更是让他手足无措，习惯地跟着大家一起鼓掌。后勤中队的垃圾们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脏被重重敲了一锤，死寂的心竟然有些发热发烫。宇智波鼬的话还在继续，今天宇智波贵之还带领第6分队圆满地完成了第1个考验任务，这代表着第2中队训练完成，具有了实战的力量。宇智波中道，你的工作完成得很不错。宇智波中道大喜，忽地站了起来，显然是想要说什么，但这个笨蛋急得脸都红了，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这副窘迫模样让虎部队所有人忍俊不止，从宇智波鼬肩膀上的3轮雅士开始，所有人笑成了一片。宇智波中道越发的窘迫，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急得满头是汗。还是宇智波鼬给他了个台阶，大声说道：不会说话就喝杯水，以水代酒，话都在酒里了。宇智波中道猛灌一杯水，这才缓解尴尬，坐了回去。宇智波鼬继续说道：实践证明，天助自助者，若是天不助自助者，我来助。但想要得到我的帮助，首先自己不能颓废，人必须心怀希望，能眼望未来，这日子过得才有滋味。宇智波鼬的声音宛如洪钟大吕，将宇智波们的哄笑全都压了下去。而且他接着2个现实的例子说是，话语间自有强大的说服力，听得宇智波们心情澎湃，暗自决定要加倍努力。甚至连自诩为垃圾的后勤中队忍者们也心脏狂跳。下一个觉醒血轮眼双勾玉，为什么不能是自己呢？会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的时候，宇智波鼬将手一挥 IU， 大声命令道：开吃！这个命令一下将气氛彻底引爆。虽然只有少数年过20岁的成年忍者能够喝酒，但欢乐的宴会气氛本身就是比酒精更加浓烈的兴奋剂。在众人彻底嗨起来的时候，宇智波鼬带着3轮雅士悄悄离开了。他不喜欢这样的气氛。上一世过了30岁后，他就不喜欢太热闹的环境，总觉得吵得心烦。这一世更是从小就讨厌太过吵的人，讨厌喧闹的环境。等到百日筑基完成后，他虽然没有遁入深山的想法，但对于清静的感觉越来越痴迷，对于吵闹的环境越来越无法忍受。静观皆自得，静生定，定生慧，本自具足，不假外求。万般喜乐只从自身求的道理，对开始就依靠爽感指引修炼的宇智波鼬来说，体会十分深刻。随着自身的修为越深，他就真的越像传说中的修真者了。3轮雅士从不到1岁跟着他，受到了影响后也讨厌喧闹，以至于在吵闹的猫城堡和忍猫要塞都住不习惯了。一人一猫相伴回到山坳，在他们自己动手盖的院子里摆上点心和茶，安静地讨论最近的修炼心得。宇智波鼬最近重新开始教育工作，再次对宇智波家族忍者推广自己的锻炼法，不断收集反馈再修改，在精气神方面的修炼颇有收获。通过对新来的宇智波的教育，宇智波鼬终于完善了自己的锻炼方式，将其体系化，形成了炼体法、自然法、断魂法3种分别针对精气神进行锻炼的功法。只要再修改完善诸多细节，就能形成完整的系统化精气神3修法。这套系统完成，收益最大的自然是宇智波家族的忍者，毕竟是在他们身上开发出来的，适配度最高。对于宇智波鼬和3轮雅士来说，也具有可观的作用。如果更进一步融入自然能量修炼，甚至能够成为2位仙人的修行功法，彻底结束他们蛮荒式修仙的悲惨历史。清冷的月光下，狸花猫的蓝色眼瞳和宇智波鼬的红色血轮眼映照着彼此，讨论着人体、忍猫、查克拉、自然能量。随着讨论的逐渐深入，
话题就自然地往形而上的哲学上靠了过去。这种哲学上的玄妙话题说得越深，狸花猫就越是感觉头疼还痒痒，就像是脑子死了，然后又长了新脑子，头疼头痒，抓挠都止不住的痛苦，让三轮雅士发出了喵喵的惨叫。可是他偏偏停不下来，直觉告诉他现在必须前进，无论多么痛苦都不能退缩。现在退缩少吃的每一分苦，未来都会千百万倍的砸回来，甚至变成无法承受的灭顶之灾。对于小猫的痛苦纠结，宇智波鼬深感同意，他安慰道：梨花酱的直觉太对了，我们现在是确定未来的方向，如果方向选错了，未来越是努力，我们反而会向着深渊迈进的更快，哪怕未来吃千百倍的苦，这样的错误也无法偿还。喵喵喵，本喵要死了，那我们缓一缓，继续喵，不能认输喵。好，但三轮雅士终于还是跟不上了，一人一猫的对话渐渐瓦解，宇智波鼬的声音成为唯一的声音。不知不觉，宇智波鼬陷入了顿悟状态，无尽的灵感如同喷泉一样涌出，甚至可以说，现在控制他身体的是忍界的天道，嘴巴里宣讲的甚至是他自己都难以理解的道理。顿悟中的宇智波鼬是在真正的讲道，他向道侣三轮雅士宣讲，同时也是在和自己的内心记忆的前世的道探讨着，对比着。有时候，宇智波鼬甚至会一人分裂成几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自己和自己探讨。三轮雅士听得更是昏天黑地，大脑过载到白烟袅袅，整只猫全靠意志强撑着。到这时候，他已经彻底是听不懂了，但不明觉厉啊。所以，狸花猫拼尽全力的努力记忆宇智波鼬说的每一句话，说话时的口气，甚至包括每一个表情，他都牢牢地记在脑海中。在皎洁的月光下，宇智波鼬昂身站立，口中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忍界最底层的道理。而他面前的桌子上，在杯盘茶壶之间，有一只如水般融化了的狸花猫。他倔强地昂着头，瞪大了蓝色的眼瞳，不顾持续蒸腾的白色蒸汽，努力地记忆大道之音。就在虎部队的宇智波们欢乐的时候，他们的领袖悄然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一次顿悟，找到了未来前进的方向。宇智波的顿悟在天亮的瞬间结束，随着天地紫气的蒸腾，显化的天道重新隐藏于无形之中。逐渐清醒过来后，宇智波鼬发现太阳已经完全升起，金色的阳光将小小的山坳照得通亮，房屋、围墙、桌椅、人和猫都恍如镀了黄金晶一样耀眼。宇智波鼬将彻底摊成猫饼，昏睡到舌头都吐出来的三轮雅士抱起来，送到屋子里他的专属小床上，然后他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小院，强打精神前往海滩。现在是虎部队的晨训时间，4个月来，宇智波鼬每天都带领虎部队进行训练，风雨无阻，从未迟到过。所以尽管很累，他也不想迟到。但到了海滩，宇智波鼬才发现沙滩上并没有列队的虎部队，昨天的摆在这里。桌椅还在，桌子上面是杯盘狼藉，桌子下面则是宇智波忍者横七竖八的鼾声震天。看他们香甜的睡姿，就知道这是刚刚睡着。宇智波们的宴会竟然持续到了天亮。宇智波鼬脑袋上的青筋一根根暴突了起来。虽然昨天晚上预留了哨兵，也布置了足够的巡逻力量，绝大部分宇智波也没有饮酒，但这帮家伙闹腾到这种程度，绝对是让战斗力大打折扣。万一昨天晚上有人来偷袭，不但会打断自己的顿悟，还很容易就能造成巨大的伤亡。昨天晚上刚刚夸过，今天就能闹出致命的错误，真是不禁夸啊！惩罚必须重罚。宇智波鼬可不会因为弟弟们累了就惯着他们，不可能放他们一马的。他直接把所有人薅起来，该训练的训练，该替换巡逻的去巡逻，该换岗的去执勤。不管是谁，只要敢叫苦连天，就将训练科目加倍，超级加倍。必须将纪律和严谨刻入虎部队的骨髓，不然昨天的鼓动就会起到反效果，引起宇智波们过度的骄傲之心，为将来埋下重大的隐患。很快，沙滩上就充满了训练的口号声、跑步的整齐步伐声，种种熟悉的声音让宇智波鼬感到了满意。他满意的离开了。回去补觉。狗头，仙人我难得有了睡意，不趁着部下辛苦的时候睡觉，那座领导还有什么意思？雾隐村，辉夜吉带着自己的族人恭恭敬敬的单膝跪地，齐声喊道：“4代水影大人，起来，都起来！”狗菊史仓背着珊瑚杖，满面春风的将辉夜吉扶了起来。他开心的说道：“辉夜家族能够迷途知返，真是难能可贵啊！”辉夜吉低着脑袋，恭恭敬敬的说：“4代水影大人能够原谅我们这些罪人，真是太了不起了。辉夜家族将誓死追随水影大人。”在这位辉夜家族族长的身后，单膝跪地辉夜族人中，很是有那么一批桀骜不驯的家伙。他们看到族长卑躬屈膝的样子，恨得牙根直痒痒。但他们既不敢说出来，也不敢用眼神怒视之，因为辉夜吉实在是太厉害了。辉夜家族有史以来第一个笑面虎族长，其实权威上一直都有点不够。传说辉夜吉是用不光彩的手段干掉了自己的父亲和大哥，这才登上了族长的宝座的。他甚至不敢和狗菊史仓争夺4代水影的宝座，这样软弱的族长当然不被较好的辉夜族人认同。但昨天晚上，这位总是笑眯眯的族长说，他会承认狗菊史仓继任4代水影，并且要求辉夜一族按照他的意思行动。在遭到家族内激烈的反对后，这位族长竟然动手了，他一口气杀光了所有反对他的族人。这可是辉夜一族整整半数的族人啊！他就这么微笑着，用尸骨卖的骨头，亲手将这些人一个接一个戳死。在实行如此可怕的杀戮过程中，辉夜吉的微笑甚至没有发生过丝毫的改变。但在辉夜一族的族人心中，这副笑脸却成了最可怕的表情，简直是看到了就忍不住害怕的肌肉打转。辉夜一族的倒戈代表着3大忍族全面失败。其实在此之前，雪之一族和鬼灯一族已经惨败，他们的族长被狗菊史仓干掉，他们的上人死亡接近2/3，绝对是元气大伤。现在狗菊史仓的4代水影之位彻底坐稳，
可能是他仇人的忍者已经全数死亡，在降服了辉夜一族后，整个雾隐村已经完全被他掌控，他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初代水影白莲。狗菊史仓看着辉夜吉，柔声地说道：“辉夜族长，我有事让你去做。”辉夜吉立刻回答道：“4代水影大人，请您吩咐吧，辉夜一族一定全力以赴地执行您的命令。带着你的族人去海上，将那些讨厌的木叶忍者都杀光，用他们的血告诉所有人，我们雾隐村回来了。”辉夜吉低下头，微笑着说道：“如您所愿。”狗菊史仓却能从他的微笑中看到不到任何负面的情绪，就好像这个难度极大的任务是他早已预料到的一样，毫无波澜地接受了。4代水影点点头，他其实不关心辉夜一族的实际想法，只要他们能够执行自己的命令，这就足够了。之后，他又安排了其他人清扫昨天晚上内战的痕迹，清剿渗透到雾隐村和水之国的间谍，修复损坏的重要建筑。直到所有忍者都被狗菊史仓安排了任务后，才命令新组建的暗部忍者去把藏起来的元师请来。今天是个难得的没有雾气的晴天，元师拄着拐杖在阳光中缓缓走来。一路上，他看到了正在恢复秩序的雾隐村，看到了心有余悸不敢露头的村民，看到了团结一致的平民忍者和小忍族忍者。最后，他看到了那个身材娇小但在阳光中金光闪闪的4代水影元师，满意的笑了。他对着狗菊史仓恭敬地说道：“4代水影大人，恭喜您，在您的努力下，雾隐村终于迎来了新生。”狗菊史仓转过身，同样恭敬地行礼道：“这也要感谢您，元师大人，您毫无保留的信任，是我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前提。请您不要再用敬语了，我的年龄实在是承受不起您的敬语。说到感谢，其实我们还得感谢木叶村的大蛇丸。”狗菊史仓突然半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道：“如果不是大蛇丸带着木叶忍者击败雾隐忍军，并且一举杀掉数千3大忍族的忍者，我们也没有实力实现雾隐村的新生。”元师听懂了狗菊史仓的话，顿时哈哈大笑起来：“是啊，还得感谢大蛇丸。4代你打算怎么感谢他呢？”“我决定将大海上四处乱跑的木叶忍者都杀光，用他们的人头感谢大蛇丸。”“哈哈哈哈哈！好，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老头子终于看到这一天了。”血雾之里的忍者以辉夜一族的疯狗忍者为先锋，突然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木叶忍者全线报警。一只忍鸦扑扇着翅膀，飞行速度极快地穿过虎部队驻扎的岛屿，它爪子上的鸣笛发出了尖锐而凄厉的啸音。这是宇智波家族的遇袭警报，在忍鸦派中非常流行。这个凄厉的警报声响起时，所有的宇智波都停止了手中的工作，努力将自己武装起来，集结待命。很快，宇智波鼬也装备齐全地出现在人群前。他首先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好岛屿的防御部署，然后安排其他人进入工事休息，最后才找到负责巡逻的第3中队忍者了解情报。他直截了当地问宇智波和司道：“说，这么高等级的警报都发出来了，究竟出了什么事？”宇智波和司回答道：“优大哥，是雾隐忍者大举出动了。”宇智波鼬也是一惊，赶紧再追问道：“具体说一说。”宇智波和司拿出了记录文档：22-19号海域，第9分队和20名雾隐忍者发生了遭遇战。只说海域，其他的情报等一等。是，还有06-37号海域、17-17号海域、19-14号海域、34-06号海域，总共5处海域发生遭遇战。宇智波鼬在地图上标出所有的地点后，一条围绕着水之国最西端岛屿的弧线就出现了。他深吸一口气，说道：“雾隐村这是大举出动了呀，木叶的其他忍者应该也遭遇战斗了。敌我的伤亡情况如何？5次遭遇战我们都赢了，雾隐那边只有几个忍者跑掉了，我们失去了6名忍者。”宇智波鼬大为不满，大声地质问宇智波众信道：“竟然失去了6个兄弟，怎么会这么多？难道都是第3中队的成员遇敌？我说过工作要平均分配的吧？”宇智波众信摇头回答道：“巡逻任务是平均分派的，这次牺牲的忍者中也有第1种中队的，还是我们的老队员。打过九宝田村包围战的老队员都牺牲了。”宇智波鼬的眼神白得无比锋利，他问道：“这是遭遇了雾隐大忍族的忍者，还是被敌人的精英上忍盯上了？”宇智波和司回答道：“是辉夜一族的忍者，所有的战斗都是他们冲在最前面，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宇智波鼬啧啧称奇，厉害，看来雾隐村的内战结束了，他们这大规模的组织反击呀，必须得把他们的势头打下去，不然我们在这里就待不住了。优大哥，你说怎么打吧？对，优大哥下命令吧。宇智波鼬沉思了一会，就拿定了主意。他首先命令道：“和司，你把我们的情报通报给木叶忍军。”是，我马上就安排人传送情报。宇智波和司立刻站起来去安排传讯的忍者。宇智波鼬的目光看向宇智波众信，命令道：“众信，你的第1中队分散开，再次巡查这5个发生了战斗的海域。”我马上安排。不等宇智波众信离开，宇智波鼬就拉住了他，认真的嘱咐道：“你要和所有人都强调，这是去侦查，不是去拼命的。遇到雾隐忍者要尽量试探，如果实力弱就歼灭掉，如果实力强的就立刻撤退，召集足够的伙伴后再反击。”宇智波众信重重的点头，回答道：“我记住了，优大哥。”送走了第1中队，宇智波鼬看向了宇智波中道，命令道：“中道，你的第2中队全员集结，沿着这条线来回扫荡，绞杀这个区域内的雾隐忍者。”宇智波中道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是。你记住，第2中队实力只是合格，所以主要任务是接应第1中队的分队，和他们联合围杀那些强大的雾隐忍者。如果遇到强悍的血迹限界忍者或者强大的隐疾忍者，就……”宇智波中道立刻回答道：“我就立刻撤退。”宇智波鼬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道：“很好，有了中道你的保证，我就放心了。”然后他大声地对所有宇智波忍者说道：“雾隐忍者的这次突然行动，可能是新一轮大规模进攻的前奏。现在的情况是，
我木叶村的忍者分散在汤之国和海上，需要时间才能集结，因此我们是没有援军的，甚至我们就是其他木叶忍者的援军。我们就是木叶对抗雾影进攻的支撑，绝对不能昏了头，敌人死拼，明白了吗？是。随着虎部队的第一中队出击，整片海域顿时热闹起来。这支以第一代虎部队成员为骨干的中队，对上雾影忍者时拥有夸张的心理优势，更是具有碾压性的战术优势。就算大海是雾影忍者的主场，他们也被虎部队杀得人头滚滚，鲜血染红了海域。很快，单人先锋的辉夜一族忍者就察觉到了北方海域的异常。辉夜即收到情报，一看就知道感觉到了威胁。他略一考虑后命令道：“辉夜生，你带着自己的人继续清扫木叶忍者，我去北面干掉这些老鼠。”辉夜生笑眯眯地说道：“族长大人，不如让我去北面吧，这里还是您来主持大局比较好。”辉夜即满意的点点头，说道：“好的，就这么办。”辉夜生笑容瞬间僵掉。啊！辉夜族长的笑容灿烂，他拍了拍这个怀有异心的家伙肩膀，说道：“既然是你辉夜生提出的要求，我也不好拒绝，对吧？带着你的人去吧。”辉夜生带着人离开后，辉夜吉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带着自己的心腹族人继续向汤之国方向进攻。但他选择的攻击路线明显开始向左偏移，很明显是要避开北方遭遇败局，尽可能避开随之而来的巨大威胁。他做的实在是太显眼了。辉夜一族的族人虽然憨，但也是经验丰富的忍者，有不少人都看出来了，他们自然很是吃惊。辉夜吉的心腹忍不住问道：“族长大人，北面并没有多少木叶忍者，真的有这么危险？”辉夜吉满面笑容，但眼睛里却没有丝毫的笑意。他说道：“人数确实不多，但现在的忍界已经不是以人多人少论强弱了。你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变成4个人组成一支小队了？因为木叶的宇智波虎部队就是4人小队，攻击力也确实更强，灵活性还没有降低。说得对，那北面海上杀我们雾影忍者的木叶忍者，人人都是火遁高手，你觉得会是谁呢？”啊，宇智波的虎部队？不可能吧？我收到情报之前也一直以为，虎部队作为木叶忍者中最强的部队，肯定在木叶的核心大营集结待命，就像岩隐村的爆破部队那样，是轻易不会出动的预备队和杀手锏。可用火遁在大海上依然能打得我们雾影忍者死伤惨重，除了宇智波的虎部队，又能是谁呢？辉夜吉笑着问道：“总不能是3代火影家的猿飞忍者吧？”他的心腹立刻排除了这个可能，这不可能，猿飞家族忍者从来不会到海上，他们甚至从未出现在东海岸附近。这么说，北方真的是那支木叶的虎部队？虽然很不可思议，但木叶村既然将善于火遁的宇智波送到汤之国，更进一步将他们送到大海上驻扎，也不是不可能的。辉夜忍者倒吸一口凉气，感慨道：“辉夜生死定了。”辉夜吉说道：“这倒也不一定，如果他够警醒，能够及时发现对手是宇智波的虎部队，他也是有机会逃回来。”啊，不，他不会逃回来的，绝对不会的，对吧？辉夜吉的眼神里摄人的杀气可是说得明明白白，那就是他回来了，自己也会动手干掉他的。族长的心腹忍者看着族长的笑容，吓得额头冒汗，战战兢兢地说道：“对，他绝对回不来了。”辉夜吉哈哈大笑，满意的说道：“说得对，走了，我们这里也不轻松，最倒霉的情况下，说不定能遇到木叶3忍之首的大蛇丸，到那时就算是我也得全力保命啊。”辉夜吉嘴上说的壮烈激怀，但他心里清楚，大蛇丸不会出现的。大蛇丸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合格的指挥官也不会在全线警报的时候自己跑到前线收集第一手情报，而放弃统筹全局的职责。因为自己是突然发动的，整个大海上的木叶忍者毫无防备，组织混乱，只有宇智波家族的虎部队表现出了强烈的组织性。考虑到4个半月前虎部队在战争中的神奇表现，其危险性完全是无法估计的。辉夜吉并不知道自己的谨慎是正确的，但对虎部队的危险程度预期还是不够。宇智波鼬对自己放出去的虎部队定位，并不是消灭敌人的战斗力，而是他的神经网络为他感知战场的情报，替他排除不必要关注的弱小目标。当一股强大的辉夜忍者闯入这个网络中，虎部队因为宇智波鼬的嘱咐，就像触电一样猛然回缩，在极短的时间内，辉夜一族出现的情报就传递到了宇智波鼬的手里。但是，一次触电回缩的似乎不那么顺利，竟然被雾影忍者咬了一口。不满的宇智波鼬问道：“17个宇智波忍者受伤，这是整个分队都受伤了，究竟是什么情况？”和情报一起返回的宇智波众信详细的解释了战斗的过程，原来是自爱围杀一股雾影忍者时，他们在浓雾中遭到了辉夜忍者的突袭。我们没有想到，这股辉夜忍者会不顾一切的冲上来，猝不及防的打乱了我们的队伍，爆发了一场混战。宇智波鼬打断了众信的话，他问道：“就算是在雾影之术中，就算是被打乱了队形，整个分队也不应该被人拖死，是不是你没有按照战术原则，命令分队以小队为规模分散？”宇智波众信讷讷的回答道：“我发布了分散再重聚的命令，但队员们没有执行。”宇智波鼬的眼神突然变得如刀一样锋利，厉声问道：“谁？是谁不执行你的命令？”他的眼神吓坏了宇智波众信，但这家伙竟然硬挺着什么都不说。宇智波鼬气笑了，他站起来俯视着宇智波众信，轻轻地说道：“你以为你不说就能保住这个弟弟了？错了，你连自己都保不住。”宇智波鼬的眼神如刀，他的眼睛瞬间变成了3勾玉血轮眼，庞大的瞳力仅仅一冲就击垮了众信的2勾玉血轮眼，让他变成了呆滞的木偶。他再次询问道：“是谁拒绝执行命令？”呆若木鸡的众信不受控制住的回答道：“是第4分队14小队队长宇智波无郎。回来了吗？”“回来了，很勇敢，受了重伤。”
宇智波优不禁一愣，没想到宇智波重信在被催眠后还能下意识的想要保护弟弟，为他解释几句。他冷冷的一笑，说道：“还真是个好哥哥，但这有什么用？何思在，去把宇智波无郎控制住，让第4分队集合，受伤的就是抬也得抬过去。另外，吹集合哨，集合所有待命的虎部队成员。”是。但宇智波和司领命后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紧张的问道：“优大哥，你要怎么处理他们？”宇智波优如刀的眼神唰的定在了何思的身上，看得宇智波和思浑身战栗，再也不敢耽搁，迅速离开执行宇智波优的命令。第4分队集合后，宇智波优果然看到分队所有成员都是伤员，最重的就是被捆在担架上的宇智波无郎，他包裹的就像是一个木乃伊，甚至连眼睛都只露出一只。轻伤员们努力的列队站直，2名重伤员只能躺在担架上。但这副惨样对于宇智波优毫无影响，他冷冷的扫视所有人，确认人齐之后，就开口问道：“在宇智波无郎无视中队长宇智波重信的命令后，其他3个队长在做什么？”分队队长在做什么？第1分队队长站出来，高声回答道：“报告，我们觉得能打赢，所以留下来继续战斗了。”宇智波优问道：“结果呢？”队长的头依旧昂着，但声音却掉了下来：“输了。”宇智波优再问：“虎部队的军令中阵前抗命是什么结果？你是都知道吗？”队长吞咽一口口水，声音发颤的回答道：“知道，阵前抗命死刑。”很好。宇智波优点点头，冷酷地宣布：“小队队长宇智波无郎带头违抗指挥官命令，造成恶劣影响，处以死刑，即刻执行。”旁边的宇智波重信、宇智波和思都是大惊失色，惊呼道：“优大哥！”宇智波优指向其他所有的宇智波，对几个18岁的宇智波们说道：“你们看看那些弟弟们的眼睛，桀骜、自傲、不服、挑衅。学习会的纪律呢？虎部队的纪律呢？违反死刑的军纪居然能够不死的话，纪律何在？没有纪律，虎部队凭什么强大？就凭你们几个的2勾玉血轮眼？这几百个宇智波弟弟还想活过这场战争？做梦！现在由我来处死一个，总比被敌人杀死几百个好。”宇智波优解释过，就继续宣布：第4分队队长和3名小队队长主观上同样有抗命的意图，客观上却是跟随犯罪，撤除4名队长的职务，全体转到第3中队服役。12名队员实为服从小队队长命令，并且奋勇作战，不存在任何过错。4个小队各自推小队长，缺额队员从第3中队抽调补充。至于分队队长的人选，等你们伤愈归来后再说吧。宇智波优看向宇智波重信，问道：“是你来杀，还是我来？”此时，所有人都已经明白，宇智波优的意志坚定不可动摇，再没有人敢于劝说他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宇智波重信深呼吸了好几次，这才站了出来，说道：“请交给我吧。”宇智波优点点头，表情冷峻地叮嘱道：“动作麻利点，不要让他太痛苦。对了，何思记得写个报告，就说他是在和辉夜一族忍者战斗中阵亡，这样他就不会留下一个污名，也不会影响到他的家人。”啰里啰嗦的又说了好几条，宇智波优确认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他总是觉得自己是穿越者，和宇智波家族的亲戚并不亲，但人类哪怕用一个杯子的时间长了，都会生出不舍的感情，何况是人。他和宇智波无郎相处几个月，也悉心教导了他几个月的时间，自然还是培养出了感情。他知道自己只要一句话就能放过无郎，而且虎部队没有人会觉得不对，甚至会对他宇智波优更加亲近。但他更知道自己放过宇智波无郎，虎部队的纪律性和战斗力就会从根子上瓦解了。虎部队的强大建立在战术上，而战术执行的基础就是纪律。今天首次出现阵前抗命，差点导致整个第4分队覆灭，纪律的重要性显露无遗。所以宇智波无郎必须死，没得商量。为了虎部队的未来，下令处死阵前抗命的宇智波无郎，宇智波优在理性的角度能够想得通，但在感性上他却难以接受。这是他第一次处死自己人，心情沮丧到了极点，甚至让他产生了轻微的呕吐感。久违的新型失控出现了，星原、皮珠、费离以及仍未定型的第4星型都在暴动。可怜的洞洞章鱼小克被4个突然膨胀起来的巨大怪物挤压的气都喘不过来，尤其是第4星型至今还是一团迷雾，一边让他成了一团雷光闪闪的黑色雷云，不但无孔不入的挤压小克，还不时的放电击打小章鱼。宇智波优察觉到了心灵的变化，但他知道现在的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这个时候不适合对内镇压，因为新型异变的源头不解决，镇压的效率太差。最好的办法是发泄，是去杀人，解决自己心情郁闷的根源，然后就能轻松的搞定4大星型了。于是宇智波优迁怒了，他决定去干掉引起这件事的辉夜忍者。都是你们害的，老子这么不爽，去死吧！等等，三轮雅士现在还瘫软酣睡，那应该用什么方法掩饰呢？哈哈，我想起来了，三轮雅士没法跟着，但我也可以不让虎部队的人跟着，我自己去。对，就我自己一个人，没有木叶忍者的旁观，在茫茫大海之上，只要杀光雾隐村的忍者，老子最后再把灰给他们扬了，谁知道我是怎么干掉他们的呢？就这么干了。想清楚之后，宇智波优不再迟疑，全力施展瞬身术，消失在人前。不多时，他就出现在大海之上，稍微辨别方向后，就向东南方向急速前进。他此时的身体素质强大的不可思议，发力奔跑起来速度快得惊人，身体带起的劲风和脚上践踏引起的水花，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画出一条笔直的水线。当虎部队驻扎的岛屿消失在视线中，宇智波优也就不再掩饰自己的仙术修行，澎湃的自然能量从经脉翻卷而出，反过来包裹住身体细胞中的查克拉，让他在查克拉翼上隐身了起来。风灵自然能量在他身后化作6对无形风翼，火灵自然能量附着其上，风火合力鼓动气流，助推宇智波优的速度暴增。
雷灵自然能量沟通天地，在可感知的范围内凝聚雷霆能量，孕育一场雷暴。土灵自然能量强化身体，增强身体的强度和韧性。实力全开的宇智波鼬宛如一颗橙色火流星，紧贴着海面急速前进，在大海上留下一道可怖的伤痕。辉夜生正在生气，他花了那么大的心思，成功突袭了木叶忍者，打乱了敌人的队形，从一开始就将战斗拉入了辉夜一族最喜欢的混战和近战。但他的手下太不争气了，在这样的优势开局下，竟然一个敌人都没有拿下，自己倒是被杀了19名忍者。最可气的是，区19人的死伤就让辉夜忍者懵了，木叶忍者趁机成功突围，他们甚至还带走了所有的伤员。丢人啊，实在是太丢人了！雾银忍者在大海之上以多打少，却被人反杀突围，最后成功的跑掉了。辉夜生怎么能不生气？搜，给我搜！木叶忍者带着伤员，他们一定跑不远，就在附近找到他们，我要杀光他们！辉夜生气急败坏的吼叫着，驱赶着自己的族人和附近的雾影忍者，四处搜索木叶忍者。大海上最讨厌的就是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来，就连血液也会迅速的融化，只能依靠锐的嗅觉才能实现有限的追踪。可雾影村的忍者中没有犬种这样的嗅觉专长忍者，持久的血雾之力政策只能产出精通战斗的忍者，任何辅助类型的忍者活不到成为忍者的那一天。没有专业的追踪忍者，导致雾影忍者只能登上一个个岛屿检查，用效率极低的方式进行搜索。搜索迟迟没有进展，让辉夜生怒火中烧。他担心拖的时间太长了，好不容易才击败的敌人会带伤跑掉，那可就是功亏一篑了。就在辉夜生拼命催促部下和族人的时候，天边不知道什么时候聚集起一片雷云，闪烁电光的雷云在天上快速的移动。突然，雷云好像是发觉了辉夜生为首的雾影忍者，立刻调转方向，向着这群雾影忍者扑了过来。雷云的移动速度非常快，不过因为高高在上的关系，从地面上看的感觉却是在缓缓的移动，一点都不扎眼。随着距离不断接近，雾影忍者们终于察觉到了雷云的异常，并且判断出这是人为的力量在操控，因为雷云和周围的云彩移动方向不一致，角度的偏差至少达到了60度。辉夜生收敛了自己的脾气，大声招呼雾影忍者和他一起登上最近的岛礁，以为立足点，等待不知道是敌是友的人物露面。宇智波鼬的雷灵沟通天地，迅速聚集的雷灵自然能量以宇智波鼬为中心，很快就形成了一朵雷云。随着雷云的不断壮大，他经脉内的雷灵自然能量和形成雷云的自然能量有了奇妙的呼应，电磁之力将他的身体向上提起，不断的抵消重量的负担。有那么一次，宇智波鼬向前踏出一步后，竟然没有回落，他的体重已经完全被雷云的吸力抵消，就像是被降落伞拽着的飞行员一样，他飞起来了。不对，应该说是像线果实牵引云彩飞一样，宇智波鼬是用无形的电磁之力牵引雷云，实现了滑翔。尽管不是真正的飞行，但速度依然极快，而且感觉好爽啊！嘿，果然是雷灵自然能量最有前途，只要能够这样不断的强大下去，就能和忍界直接绑定后进行相对位移，这也是正经的行星圈的飞行方式啊！宇智波鼬的心情突然变好了，因为下令处死宇智波无郎的郁闷消散了很多，似乎不用杀掉那些雾影忍者也能轻松镇压心情了。就在他犹豫着要不要返回，就当自己出来散散心的时候，他感知到了雾影忍者还不止一个。宇智波鼬张口结舌，好吧，这是老天借我的手，送他们去死。既然天意如此，那就杀了会更舒服。宇智波鼬此次出发时并没有特意伪装，他的计划是实施一次完美犯罪，杀光所有目标和目击者，焚烧所有的尸体，不留下任何有指引性的证据。但现在他和天空的雷云联系密切，密集的电子交换导致雷霆电光在他的身体和雷云之间闪烁成雷柱，他的每个毛孔甚至眼睛中都在向外喷射着闪电。在他的背后，雷光相互交织，形成了辐射型的雷霆圆盘，宛如神佛的脑后功德金光圈，又像是天使的光环，这是雷神的雷池光环。红色的血轮眼被雷霆闪电点亮，渲染成雷神之眼那样的纯蓝色，看一眼就能让人感受到神威如玉的恐怖。这样的外形变化，三轮雅士看到了都认不出来他是宇智波鼬，这是力量带来的自然皮肤，比任何化妆术都要好10000倍。当雾影忍者看到穿着雷神皮肤的宇智波鼬时，上百号忍者都傻眼了，感觉就像真的神明降世。辉夜生终究是精英上人，杀戮和见识都更加的丰富，心态也比身边的雾影忍者强大得多。他干咽了一口空气，开口问道：请问您是哪位存在？为什么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宇智波鼬开口，他的声音在雷电的作用下带上了明显的电音。我的名字你们没有资格知道，其实你们无需知道的太多，因为我受命运的指引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葬送你们。辉夜生和雾影忍者听明白了，这是来杀他们的。顿时雾影忍者的凶性就被激发出来，他们的生命就是在血腥的厮杀中度过的，每个人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而且以雾影村的鲜血最多。如果说宇智波家族的血轮眼忍者多半是变态，那么雾影村的忍者可能只有几个人才不是变态。这些雾影忍者刚刚被宇智波鼬的雷神皮肤吓了一跳，表现出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但他们凶性被激发出来后，就再也没有丝毫的恐惧感了。人生处死无大事，没有人能够恐吓一个无惧死亡的忍者，神明也不行。辉夜生怒吼一声，杀！就算是神也给我死啊！他甚至来不及脱下上半身的衣服，任由白生生的骨骼撕裂皮肤和衣服，在自己体表组成一副厚实的骨头铠甲。骨头铠甲上又长出了无数的骨刺，纠结盘绕，形成12个巨大的尖角。他的腿上骨头生长得更快更猛，竟然以脚踝为起点，延伸出去了1米多长，变成了形似狗腿的细长反关节脚。这种腿型的结构很像残疾运动员所使用的风靡一时的刀锋战士脚，
能够极大的增强人类的奔跑速度和弹跳高度。当辉夜生体表的骨头稳定下来，他已经是站起来足有2.6米的怪物了，形象非常接近传说中的战神阿修罗。尸骨脉，阿修罗。好！完成变身的辉夜生似乎真的变成了阿修罗，他发出了非人的咆哮，震动的海水弹跳不休，然后双足发力，冲向了悬浮在半空中的雷神。辉夜生的族人看到阿修罗之形的样子，一个个兴奋的双眼通红。他们也解放了尸骨脉的力量，挥舞着各种各样的骨质武器，高喊着誓死追随生大人，杀！在辉夜族人的带动下，雾隐忍者的凶性被彻底激发出来，他们或是就地结印准备忍术，或是直接拿出苦无，捆上起爆符，向雷光闪闪的神发射出去。更多的雾隐忍者还是跟着辉夜族人挥舞着武器冲了上去，遭到100多忍者的攻击，宇智波鼬一点畏惧都没有。他此时和天空之上的雷云是一体的，天地之间的自然能量何其庞大，人类与之相比不过是萤火虫与皓月的关系。因为自身和这股宏大的力量紧密连接，宇智波鼬的心似乎也因为融入其间而获得了无比宏大的感受。此时他眼中的那上百忍者都像是一只强壮的蚂蚁，正在疯狂地冲击向自己驾驭的泥头车。双方力量差距之大，敌人攻击的渺小与疯狂可笑，连螳臂当车这个词都不足以形容了。宇智波鼬的心在不知不觉中被天地之力感染，他就像一位真正的神明，张开嘴巴淡淡的说了一声蝼蚁，触犯神明者当死于雷霆。通过自身经脉中的雷灵自然能量，宇智波鼬在自己的身边30米范围内构建了数百条灵电组的引雷线。在引雷线连接到雷云的瞬间，宇智波鼬觉得天地间似乎亮了一下，紧接着眼前就是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到了。不仅仅是看不到了，他还发现世界变得安静下来了，不要说雷声、喊杀声，就连轻微的风声和永不停息的波涛声都听不到了。世界竟然如此的干净吗？不是的，是我的耳朵聋了，是我的眼睛失明了。宇智波鼬历经多次筑基期突破，他的身体确实是和人类拉开了差距，但他终究不是真正的神明，他的身体强度也确实有限。当数百道雷霆就在他10几米到50米范围内同时激发，这是数以千亿焦耳的能量瞬间爆发，不要说直接的电击，就是强光、巨响，甚至衍生出来的电磁场都具有实质性的破坏力。雷光的瞬时亮度达到了太阳光的数千倍，虽然仅仅持续了 0.03 秒，也不亚于直视正午的太阳2分钟了。宇智波鼬的眼睛被闪电强光致盲，雾隐忍者们的眼睛也是一样。雷霆的巨响达到了120分贝的音量，数十米的距离内，没有人的耳膜能够完好无损。瞬间激发的电磁场就像一枚威力巨大的 EMP， 强烈的电磁波扫过众忍者的身体，扰乱了他们身体的神经信号，让人身体发麻发木，最倒霉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神经性瘫痪。当然，最大的伤害还是直接被闪电击中，那些冲在最前面的忍者被闪电击中，全身瞬间绷直，体液急速沸腾。大脑、眼睛这种水分极大的器官都在短短几秒内达到了90度，蛋白质的性质发生转变，而这是绝对的致命伤害。宇智波鼬的身体具有强大的自愈力，在几分钟的时间内，视网膜和耳膜完成了自愈，视觉和听觉随之恢复。但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还不能动，显然神经的损伤恢复速度明显要缓慢得多，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自愈。在视觉恢复的那一瞬，宇智波鼬睁开眼睛，看到了自己这一击的效果。那些冲得最快的雾隐忍者显然是被闪电直接击中了，他们保持着张牙舞爪的动作，在海水中半浮半沉，露出海面的部分甚至还有火焰在燃烧。最大最显眼的当然是满身尖刺的辉夜生，他是唯一一个直接被闪电击中却能够活下来的家伙。远处则是更多捂着眼睛或耳朵在海面上哀嚎挣扎的雾隐忍者。以后这一招不能在身边用了。很显然，在上次突破遭遇雷劫的时候，宇智波鼬遭到的雷击虽然密集，却都是按照顺序激发的，没有像今天这样同时激发数百道，一举超过了他能够承受的上限。这让他明白了一点，自己的身体对于雷霆的抗性是有上限的，在未来需要继续注意这一点。说实话，宇智波鼬现在有点后怕，他刚才的心态太危险了，竟然完全无视了闪电的危险性，贴着自己的身体就使用了恐怖的闪电引雷，一举将所有的敌人，包括宇智波鼬自己都给打倒了。如果宇智波鼬没有强大的自愈力，成为全场第一个恢复过来的人，那他就是这一战的输家。因为雾隐忍者中有不少人的距离还挺远的，尤其是在100米开外的那些忍者，他们还能保持着战斗的姿态，双眼也只是流泪，而不是完全失明。用不了太久的时间，他们的视力和听力就能够恢复。当然，现在他们没有机会了。宇智波鼬将手指一伸，指向了远处的一个雾隐忍者，借助手指的指引，他成功操纵雷灵，在目标的头顶和雷云之间建立了引雷线。轰隆！被选中的雾隐忍者被雷霆炸得4分5裂，空气中充满了浓烈的血腥味、蛋白质焦臭味和让人头晕的臭氧味道。紧接着，宇智波鼬手指连点，一道道闪电击中了他指着的雾隐忍者，将他们送进地狱之中。短短半分钟过去，场上的雾隐忍者已经全数被闪电击杀，变成了燃烧着火焰的尸体，在海水中浮沉着冒青烟。宇智波鼬无声地飘到了最后一个活口辉夜生的面前，他无声地看着这个跪在海面上身体正在快速恢复的辉夜生，心中激烈地思考着杀还是放的问题。杀了，这场战斗就不会被人所知，这里留下的就是一个无解的谜团。放走，辉夜生会讲述自己的遭遇，这里就诞生了一个传说，雷神降世的传说，自己就有了第2个马甲了。但有这个必要吗？上一个马甲自然仙人创造的很成功，但到现在他都没有机会使用，不应该说是没有使用的必要，自己根本不需要套上马甲去做一些重要但见不得人的事情。就在他思考的过程中，辉夜生的视力和听力恢复了，
他第一时间就察觉了自己这一方的覆灭，心中顿时痛如刀绞。这些雾隐平民忍者无所谓，但跟着他辉夜生的辉夜族人可都是他的家底，是他在辉夜级族长手下保持独立的基础。失去了这些亲信族人，辉夜生就只能全心全意地依附辉夜级，做他忠诚的走狗和打手，才能换取自己不被抛弃。但首先得从眼前这个怪物手下逃生，如果死在这里，他想的再多也都是白搭。辉夜生保持着阿修罗的形态，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用嘶哑的声音问道：“你究竟是谁？是人还是神？”“雷神，受命运的指引，吾来为你们送葬。现在只剩你了。”辉夜生的颤抖渐渐停止，体力渐渐在恢复，他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甘，也充满了浓烈的杀机。神？呸！忍界根本没有神，他一定是强大的雷遁忍者，找到了机会的话，一定要杀了他。辉夜生偷偷地将骨甲回收，查克拉和骨质都在向右手集中，一点点沉积在右手的脑骨中，为一个威力巨大的术做准备。同时，他的双手也从双臂外包裹的骨甲中脱离，在自己的胸腹之间结印，准备使用秘术。须臾之间，辉夜生完成了秘术的准备，他没有丝毫的耽搁，直接就发动了术。尸骨脉，伐天之舞。一道巨大的如同房梁立柱般的骨头长矛从辉夜生的右手手心长了出来，分毫不差地命中了半空中的宇智波。但辉夜生也在这一瞬间感受到莫大的阻力，辉夜一族尸骨脉单体威力最大的秘术竟然无法穿透敌人胸口的防御，而巨大尖锐且坚固的骨头长矛正在被无数的闪电包裹，一点点从分子层面瓦解尸骨脉生成的骨头。最后的努力失败了，辉夜生没有丝毫犹豫，马上就要脱开上身的骨头，轻装后全力逃跑。但就在这一瞬间，骨头长矛的矛尖闪电骤亮，数不清的电弧沿着骨毛跳跃到辉夜生的身上，让他发出了痛苦的哀嚎。毒神者，当受神罚！神恩如海，神威如玉。卑微的蝼蚁，死亡不是惩罚，唯有生者才能体会神罚。伴随着宇智波鼬电音震颤的声音，闪电、电弧、电球都顺着骨毛灌入了辉夜生的身体中，一点点地烧蚀他的内脏、神经和肌肉。这并不是来自天空的自然闪电，而是宇智波鼬经脉内的雷灵自然能量。这股力量他能够完全的控制，可以做到不杀死目标。这样的持续电击，其残酷是辉夜生从未想象过的。剧烈的电击让肌肉猛烈颤抖，剧烈痛苦在他的身体里任意肆虐，肌肉的剧烈收缩在尸骨脉的骨头上剧烈撕扯，造成恐怖的割伤和撕裂伤。辉夜生全身鲜血淋漓，如同一个血人，但他没有死，甚至可以说短时间内完全没有生命危险。宇智波鼬避开了直接致命的内脏，只是摧毁了他的肌肉、神经和部分不会立刻致死内脏，甚至小心的烧灼撕裂的皮肤，帮助他消毒和止血。是的，他已经决定留下一个活口，为自己打造一个新的马甲。宇智波鼬有种直觉，不久之后他会用得上。战斗结束，宇智波鼬小心地给辉夜生之外所有忍者补刀，确保没有第二个活口留下，不会破坏雷神的逼格。检查确认没有问题，他才悄然地返回了虎部队所在的岛屿。回到自己的小院，宇智波鼬首先去看了还没有醒过来的三轮雅士，确认梨花猫的状态没有问题，这才悄然从房间里退出。宇智波鼬在院子里坐下，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心境一片平和，离开时的那种躁动竟然彻底消失了。这个结果让他难以置信，按照之前的预期，就算是学会了挂云滑翔，又杀掉了所有的辉夜一族忍者，也只能是大幅度减轻躁动，而不是完全彻底的消失啊。毕竟新型躁动之后，不施加外力的话，只能慢慢的恢复，需要的时间会很长很长。他的心灵世界一定出现了自己不知道的新变化，虽然问题是彻底解决了，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宇智波鼬可是好奇死了。他必须进入心灵世界去看看。于是宇智波鼬收束心神，流畅地沉浸到绝对凝合中，心神在一片宁静中逐渐下沉，忽然就进入了心灵世界。只看了一眼，他就知道了变化是什么了。第四星型定型了，它从一团黑色的雷云或深灰色的雾气凝聚成了一只蛤蟆。这只蛤蟆又肥又胖，体表主要是蓝绿交织的闪电雷纹，还点缀着少数白色的圆点，时不时还有电火花跳出。雷电的属性，这就没错了，的确是第四星型干戈。这只小怪兽的出现，使得心灵世界的平衡达到了最佳状态，难怪能够快速地消除星型的异变。而且干戈是个大吃货，贪婪地伸出舌头，舔舐满地掉落的异变星型血肉毛发。有意思的是，他吞食的结果却是宇智波鼬受益，就像被心灵世界消化一样。整个心灵世界中，只有洞洞章鱼小壳最受伤了，因为只要靠近到一定程度，干戈就会放弃舔舐地面，转而尝试用大舌头粘住小壳吞下去。洞洞章鱼被吓坏了，就像是看见什么天敌一样，躲得干戈远远的，坚决不肯靠近。可四大星型没有一个是好惹的，他们对自己的绝对领域是非常重视的，一旦小克靠近的太近，就会把他向往其他三个星型的位置赶。可怜的章鱼只能不断的在三个星型之间不停的被赶来赶去。宇智波鼬的心灵世界是一个只有洞洞章鱼小克才会受伤的世界。看到自己的心灵世界如此的和谐，宇智波鼬满意至极。这一次他真正完全做好了突破的准备，身体发育走到了极限，查克拉和自然能量的内外平衡达成了，心灵世界完美的平衡了，现在只差一个契机了。大蛇丸确实待在木叶忍君的大营中，他和自来也不同，非常能够沉得住气，也非常善于引人引诱，最终给予致命一击的战术。雾隐村的突然爆发涉及到的范围可不只是汤之国、波之国、火之国、倭之国，全都在雾隐忍者的攻击范围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木叶忍者中权限最高的几位，大蛇丸接到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这就导致他遭到了难以排查的严重干扰。宇智波鼬身处一线，情报来源少而清晰，
再加上自己的穿越优势，这才能很快做出准确的判断。遗憾的是，他的判断写成报告，传递到大蛇丸的手上后，却成为了让大蛇丸苦恼不已的干扰因素之一。太多人在给大蛇丸输送自己的判断，依据的都是片面的局部情报，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宇智波鼬倒是有更加广泛的情报，但要么是来自穿越自带的记忆，要么是按在了2号马甲身上，都没法说给大蛇丸听。这就导致他的判断也同样毫无说服力。4代水影的攻击目标不是雷之国，也不是火之国，而是醉窝之国，以其为跳板，征服南方的茶之国。狗菊史仓想要避开坚强的东北线大蛇丸部，从火之国南方和东南方向发起攻击。那里的木叶忍者几乎没有什么实力，也没有像样的指挥官。狗菊史仓是这样对袁师解释的：木叶村的实力最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木叶村早已不是当初第2次战争初期那么强大的样子了。或许木叶村的底层忍者很强，甚至更强，但影级强者的数量可就真不多了。大蛇丸镇守汤之国，一个人顶住了我们雾影和云影，自来也在雨之国顶住了岩影村和沙影村的主力，虽然损失很重，但却能够稳得住阵线。这就是2位影级硬生生顶住了4大忍村，但他们似乎也只有这2位影级忍者可用了。木叶白牙被他们自己逼死了，纲手被迫离村出走，而志村团藏志大才疏，袁飞日斩胆怯无能，他们2个都不是合适的忍军统帅，也不能像自来也那样放下架子去配合和保护一位上忍阶级的统帅。所以川之国南方战场上，木叶村就没有统帅可用了，他们在那里和沙影村是一起摆烂的。袁师大人，我的目标就是火之国南方，靠近川之国的这块区域。当然，我会首先攻击波之国和倭之国，接着是茶之国，尽可能的分散木叶的精力，让3代火影应对失措，最后再在这里彻底打开局面。只要我们切实的攻入了火之国，在火之国点燃熊熊的战火，整个忍界都会跟进，到那时木叶村就是大势已去。除立刻冒出来一个真正的牵手住剑或宇智波斑，否则木叶村会在4大忍村的围攻下4分5裂。袁师听的是心潮澎湃，当即就决定全力支持。如果能够由雾影村首先攻入火之国，将战火彻底点燃，引发木叶村覆灭的危机，他就是立刻死了也能瞑目了。正是因为雾影村当前阶段的目标只是骚扰和情报隔断，目标根本就不在汤之国，反而让大蛇丸一头雾水，弄不清楚敌人的目的。谋定后洞视大蛇丸的基本风格，弄不清敌人想要干啥，他就不会随意的行动。奈良鹿觉甚至都耐不住性子了，不确定的询问道：大蛇丸大人，我们真的什么都不做吗？大蛇丸呵呵一笑，说道：谁说我什么都不做？让大海上坚持不住的木叶忍者都回来，另外汤之国北面放弃掉，忍者们也都调回来。啊！奈良鹿觉懵了，他问的意思是怎么进攻，结果大蛇丸一开口就是全面收缩。就算是脑子再聪明，他也绷不住了，直接就把心里话给说了出来。可3代火影大人那里我们没办法交代啊。大蛇丸冷哼一声，笑话，我的麾下总共就7600名忍者，从一开始就该占据这么大块的地盘，都是为了提振木叶村的士气，我才让忍者们强撑了4个月。4个月，我对得起老师了，他自己4个月不能扭转局势，你让我怎么办？奈良鹿角吓得脸色发白，紧张的小声说道：慎言，慎言呀。大蛇丸却无所谓，是我在说老师的不好，又不是你在说，你怕什么？奈良鹿角，当然是怕你的老师拿你没办法，就拿我撒气啊。看到自己的参谋又气又郁闷，竟然两眼瞪圆，鼻孔也张得贼大，整个人都变形了。大蛇丸也只好安慰道：放心好了，我这里没有火影的暗部。奈良鹿角能信？他也实在是气急了，伸手向房间角落里站着的戴着面具忍者一指，虽然没有说话，但意思很明显。那么大一个暗部在哪站着呢？你跟我说没有？大蛇丸脑袋转了180度，顺着手指看了一眼，呵呵笑道：鹿角，这位暗部可不是火影的暗部，而是我的暗部，所以放心好了。奈良鹿角的脸瞬间恢复，但他的表情却更加的严肃沉重。大蛇丸大人，您把手伸进了暗部。大蛇丸平静的承认了，还补充了一句，又不是什么大事。这一句冲击力太大了，害得奈良鹿角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噎死。什么叫不是大事？这大蛇丸当暗部是什么？暗部可是2代火影大人创立，直属火影的武力是木叶村全县等级最高的暴力单组织。暗部掌握着情报、刺杀、逮捕、处决、防卫、反谍等等特权，最重要的是他们代表了火影的权力。在木叶村和火之国范围内，暗部的特权几乎无所不能，可以直接处决上忍以下任何忍者，是真正的火影特许，百无禁忌。大蛇丸你就这么伸手进去，用自己的意志顶替3代火影的意志，这好吗？大蛇丸看奈良鹿角钻进牛角尖，困扰的脸都皱了起来，于是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不用把暗部想得那么神圣，现在毕竟是我的老师3代火影的时代，早就不是2代火影那时候了。鹿角啊，你仔细想想看，暗部现在有多少人了？还是当初70人规模的样子吗？而且暗部也早就不是火影专属，这个部门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在啊？被大蛇丸提点后，奈良鹿角的脑子一下就转过来了，他嘴里喃喃地说道：志村，名字就不要说了，他可比我的老师小心眼，而且也实在太不要脸。我明白了，大蛇丸大人，去下令收缩吧。是。等等，就在奈良鹿角即将走出去的时候，大蛇丸叫住了他，吩咐道：去了解一下虎部队的状况，如果他们还能在海上稳住，那就不要召回。他们要是能够在大海上立得住，雾影村不论想在大陆东岸3国范围做什么，都会束手束脚，如芒在背。奈良鹿角如今对虎部队也有十足的信心，他笑着说道：而我们虽然不能说是高枕无忧，但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这就又变成了久保田村战役的局势了。
我觉得雾隐村的水影会疯掉的。大蛇丸也是笑，要的就是水影发疯，他疯了，我这里的压力就小多了。等到奈良鹿角出去了，大蛇丸的笑容也就收敛了起来，整个人的气质顿时变得阴沉冷峻。他冷哼一声，自言自语道：“我的压力小可不一定是好事啊。四代水影，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性格。万一四代水影狗菊史仓进取心爆表，全力向南发展，绕一个大圈再打回火之国，木叶村可就有大麻烦了。希望虎部队这个钉子能够给雾隐村带来足够困扰。”就在大蛇丸将目光投向虎部队的时候，四代水影狗菊史仓也在思考着这群宇智波家族忍者的问题。辉夜吉完成了大海的清扫任务，但却在北部区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先后有超过400名雾隐忍者在这里失踪。直到辉夜一族的精英上忍辉夜生以及50名辉夜一族忍者和60多名雾隐忍者最后都在这里遭到战败，雾隐村才算是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宇智波家族的虎部队还有个怪人，辉夜族长，你居然说他是受到命运的指引，特意跑去杀你的族人，这话我该怎么信呢？面对四代水影的质问，辉夜吉很是无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辉夜生会是被怪人打成残废。好在还是有人说话，帮助辉夜吉解了围。赵美上忍站了起来，说道：“我们上次集结成大舰队，路过半岛海域的时候，遇到了一座岛屿。他把那次在海岛上看到的种种雷霆痕迹，还有人类生活的房屋、开垦的小块菜地都描述了一遍，听得所有人都是若有所思。当时我们的猜测就是，有一位擅长雷遁的强大忍者隐居在那里，而这岛屿和这次战斗的海域相距并不太远，反而是后来发现的宇智波活动海域距离更远。”赵美上忍说道：“我有个大胆的想法，也许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撞到了一起。一边是木叶村的虎部队在和我们战斗，争夺海域的控制权，而另一个是隐居的怪人和我方发生的意外的冲突。”狗菊史仓点点头，说道：“赵美上忍说的很有道理，但我们必须要验证一下。验证的风险并不低。这次就由雪之一族负责。”雪之一族的新任族长还是黑长直的美貌男孩子，他站起来恭敬的领命道：“是，四代水影大人。”四代水影狗菊史仓在地图上点了点虎部队驻守的岛屿，感慨道：“不得不说，大蛇丸的眼光真好。嘿，在木叶的虎部队出现之前，这里怎么看都没有任何别扭的地方。可他们在这里，我们根本不能大规模的攻击汤之国，火之国的东岸也是完全过不去。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这里按下一个钉子，能让我这么难受。”四代水影正色的对所有忍者说道：“尽快确认那个怪人的情报，然后不管怎样都要尽快拔出虎部队，不然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得考虑他们，太难受了。”元师迟疑的说道：“木叶村的虎部队在上一次的大战中，以不足100人的规模，竟然造成了我们雾隐忍者超过3000人的杀伤，战斗力相当的恐怖。而且有情报显示，他们已经扩充到了300人左右，这股力量可不好对付啊。”四代水影点头同意，就是因为他们这么强大，所以我们才不得不全力应对。真要是换成其他几百名忍者，我们根本就不用在乎。元师问道：“四代大人，您打算怎么对付他们？”狗菊史仓回答道：“之前的战争中，木叶的虎部队已经证明，他们完全不畏惧数千忍者的围攻，善于对付中忍和下忍。但我相信，他们没有办法对付实力强大的忍者，比如尾兽人助力，比如纯粹由上忍组成的忍者部队。我们是雾隐村，是忍界5大忍村之一，不管这个虎部队有多么强，他们也只是一小撮宇智波的忍者罢了。只要我们能够掌握虎部队的详细情报，做出针对性的安排，雾隐村一定有办法消灭他们。”四代水影狗菊史仓在一众高级忍者中来回扫视，最终他的目光锁定到了雪之一族的新族长身上。雪之一族不仅仅更换了族长，也全面更换了战术，由你来负责情报侦查吧。雪之一族族长站起来行礼，恭敬地回答道：“是，这次我会亲自带领族人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狗菊史仓很满意于莹的态度，出于对他的实力担忧，又嘱咐道：“千万小心，注意敌人的突袭斩首。”多谢您的关心，我会小心的。莹是雪之一族中崇尚集体主义和大雾隐村的异类，说白了就是雪之一族中的黄鼠狼。在3代水影的时代，莹就成为了狗菊史仓的部下，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雪之一族中拥有不小的势力。可惜的是，莹的个人实力始终差了不少，在家族中连前5都排不上，距离族长宝座差得太远，只能蛰伏默默发育。在雾隐村内战中，他按照狗菊史仓的命令，在关键时刻对雪之一族发动了背刺，一举干掉了所有的高层，为4代水影的上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雪之一族遭此大难，可谓是精英全灭。尽管新生雪之一族很有些门道，甚至连新任族长也只有精英上忍的实力。4代水影有点纠结，莹是非常好的部下，没有辉夜吉那样的小心思，也没有鬼灯龙月的桀骜不驯，但让他去和木叶忍者战斗的话，实在是让人担心啊。果然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会议开完，狗菊史仓就让其他人都离开，单独留下了元师和赵美上人。他看向元师询问道：“尾兽封印术的研究进展如何？”元师满脸都是笑容，开心地说道：“进展比我们想象的好太多了，封印术已经完成设计，就等着实验了。”狗菊史仓惊喜地说道：“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实验，马上展开实验，早一天得到实用的尾兽人助力，我心头上的压力也就能放松一点。”好的。元师并没有任何的犹豫，就答应下来。然后他又说道：“封印实验是个力气活，我年纪大了，实力也下降的太厉害了，还是交给赵美上忍负责，他的熔盾很适合镇压3位。”狗菊史仓点点头，就按照元师大人意见办。赵美上忍，一切就交给你了。赵美上忍恭敬地回答道：“是，我将全力以赴。”三轮雅士昏睡了整整3天才悠悠转醒，他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变。每天三轮雅士还是和宇智波鼬一起汲取天地子气，观赏日出，然后消失几个小时。
中饭是梨花猫绝对不会错过的，下午和铲屎官一起静心运神，晚上两人接着讨论修炼中的一切问题。宇智波鼬发现三轮雅士静心的效率加快了很多，运神的效果也有很大的进步，讨论修行问题时更加能够跟得上节奏了。虽然他还不能理解所谓的大道之言，也不能理解宇智波鼬说的道理，但不知不觉推动着他整体向着宇智波鼬的修仙道路靠近，而且是靠近了很多。这种潜移默化的靠近没有让梨花猫的形象变化，但他的气质出现了相当剧烈的变化。三轮雅士变得更加柔和，性格更加恬淡，总结起来就是他变得更有仙气了。这让他和忍猫的区别已经不能用明显来形容，而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甚至和第二位猫仙人猫鼬也完全不同。宇智波鼬知道这是很正常的道理变化，凡人的夫妻生活的时间长了，夫妇都会气质同化，这就是俗称的夫妻相。作为关系亲密的道侣，当宇智波鼬的进步更大，力量更强，尤其是道路更清晰的时候，三轮雅士作为相对弱势的道侣会不自觉地向着他靠拢。在现阶段来说，这是好事。三轮雅士的仙道还是忍界三圣地的范畴内，仙道的根基是自然能量和查克拉结合的仙术查克拉，走的是查克拉的路子。而宇智波鼬的仙道则是自然能量和查克拉泾渭分明，以自然能量为核心，以查克拉为外用，走的是自然能量的路子。三轮雅士向宇智波鼬的方向靠拢，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会大大增加，彼此之间参照的价值就大得多了。如果未来宇智波鼬一马当先跑得太快，而三轮雅士却始终跟不上的话，这个趋同的趋势就会加剧，最终会变成宇智波鼬在前面摸石头过河，而三轮雅士在后面摸着宇智波鼬追随，道侣的关系就像师徒关系转变了。宇智波鼬想到这里就笑了，不会的，三轮雅士不会一直在自己的后面追赶，更加不可能长期都追不上的。作为穿越者，宇智波鼬是活了快60年的老怪物，作为猫仙人，三轮雅士才4岁，开启智慧更是只有3年，他们之间有几十倍的阅历差距。梨花猫能够快速吸收知识，不离不弃地跟随在宇智波鼬身后，他究竟有多聪明可想而知。吃完午饭，梨花猫在阴影处小憩，而宇智波鼬则在院子里徒手挖坑，他准备搞一个小小的池塘，重点观赏的水生植物，养几条鱼玩玩。对于掌握土灵自然能量的他来说，挖坑实在是不要太简单，右手食指一指，借助这个动作集中意志，土灵自然能量浸润大地。突然，地面开始按照宇智波鼬的意志下线，完成塑形后迅速变得光滑，多余的泥巴自动团成大小不等的鹅卵石，然后迅速硬化。接着根据土灵自然能量的反馈，2条暗渠也在地下生成，直接连接到了附近的地下暗河中，很快清澈的泉水就顺着暗渠涌了出来。泉水灌满小小的池塘后，又顺着另一条暗渠流回地下暗河，保持池塘水位的稳定，也能保证池水的干净。做好这一切，宇智波鼬又后悔了，这么清澈的泉水是可以当做饮用水的，不应该和养鱼的池子直接相连。于是送水的暗渠从池子里移开，在旁边另加了一个蓄水池，蓄满后的水会溢出流淌到小池塘中，这样就不用担心鱼会污染饮水了。他站起来，满意的欣赏自己的杰作，心中的得意还没有起来呢，就看到一片树叶不知道从哪里飘过来，正好落到了蓄水池中。看来还得加个盖子。宇智波鼬打算盖个小亭子，所以背着手离开院子，去寻找合适做建材的木料。伐木肯定不会去伐木啊，新鲜砍伐的树木会在干燥过程中发生变形，不管是造船还是建房子，都会在1个2月内垮掉。不过他早就带着宇智波们砍伐了大量的木头，并且堆积在半山腰处自然风干，虽然其中的大部分变成了宇智波们的房子，但剩下的木材依然不是少数。现在他只需要过去挑选合适的木材就行。随着体能强化的训练结束，也随着夏季的到来，炎热的下午成了虎部队的休息时间，现在正是大家自由活动的时间。因此宇智波鼬前往堆积点的路上，就遇到成群结队的宇智波们，他们是趁着下午休息结伴去爬山玩的。果然，一个上午的训练是不能耗尽这些少年们体力的。宇智波们看到宇智波鼬后都被吓了一跳，他们下意识地想起过去的体能训练，人人都是胆战心惊，赶紧立正打招呼，然后溜之大吉。哪怕是32岁宇智波贵之，在看到宇智波鼬时，也下意识地哆嗦了一下，喊了一句“优大哥好”后，一溜烟的跑了个没影。毫无疑问，连续的加强版体能训练让大家印象深刻，他们现在都害怕被宇智波鼬逮住，再来一轮体能强化训练。宇智波鼬对大家的反应很满意，因为并没有人对他投射来恐惧的目光，说明首次抗命的处决并没有影响自己的地位。果然，兔子的做法是对的，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了，哪怕是公开的处决，宇智波忍者们也不会产生心理阴影。至于他们害怕的体能训练，那可是想多了。宇智波鼬敢于拉着虎部队强训几天，都是因为他通过辉夜生给雾隐村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他们无论如何也得迷糊几天。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6天，雾隐忍者的威胁正在快速增加，他可不敢用高强度的训练榨干虎部队少年们的体力了。来到在木材堆积点，宇智波鼬挑选6根手臂粗细的木头扎成一捆扛了回去，他的状态完全就是过日子，丝毫没有战争的紧张气氛。其实这很正常，忍界的战争可不是天天都在打打杀杀，按照忍者战斗的尿性，只需要几个照面就会分出生死，要是天天都发生激烈的战斗，1年下来起码得死上10几万忍者。忍界的战争中，战斗发生的概率其实很小。以宇智波鼬为例，他上战场已经半年多了，总共经历了4次战斗，其中1次还是和根部忍者打的。忍界的战争平时情况只能用1个字来描述，那就是闲。忍者大军只要不是实力差距巨大，那就一定会形成对峙。双方指挥官操纵忍军，以渗透和偷袭的方式，不断挤压对方的控制区域，破坏对方的后勤补给线，争夺战场关键的节点。这对峙的过程会持续好几个月，直到一方被局势崩溃，不得不撤退。
然后双方的对峙线移动几百里继续对峙，除非局势崩溃的一方不再撤退了，双方才会爆发真正的会战。在这些对峙的时间里，大多数的忍者日常就是吃饭睡着巡逻修炼，所有的战斗加起来不会超过200次。几千名忍者中能够参与一次战斗的不过300-400人，绝大部分忍者在大会战之前根本就见不到任何敌人的忍者。他们在战争中做的最多的就是巡逻和行军，以及让人麻木到极点的警戒任务。不过根据宇智波贵之说的，这种战争的形式和敌我双方指挥官的风格有关。大蛇丸大人指挥的战争都是不紧不慢的将敌人逼入死角，然后有条不紊的击败敌人，战争自然是这样的慢节奏。而有些指挥官就不是这样，最典型的就是志村团藏。在上一场战争中，宇智波贵之不幸在志村团藏手下待过。团藏的指挥风格简单粗暴，全程只有一个命令：进攻。只要是木叶忍者，只要还有一口气，那就进攻吧，冲锋吧，一直进攻下去就能获得胜利。才怪！宇智波贵之苦笑道，在团藏的指挥下，我们的伤亡很快就过半，就是靠着村子里源源不断的援兵才能勉强维持。那时候天天都要和敌人战斗，在宇智国那个鬼地方，上午和岩影忍者打，下午和沙隐的傀儡师打，晚上还得去偷袭鱼影村的据点。惨啊，每天都有队友战死，有时候我的队友能在一天内换2遍。那一次我们木叶村打得元气大伤，连忍者学校的学生都提前毕业，一股脑拉到战场上打仗了。那时候忍者学校还是4年制呢，毕业也才刚满10岁，提前毕业的结果就是一群8、9岁的孩子挥舞着比他们自己都高的忍刀在战场上拼命。他们太小了，怎么可能打得过敌人？他们来到战场上唯一的价值就是消耗敌人的忍具和体力，死的太多了，太多了。我就是从那次开始再也不相信火之意志了。宇智波优摇了摇头说道，火之意志说的是燃烧自己保卫家人，这可没错呀。宇智波贵之看到的怪现象不过是有人在作怪而已，有人燃烧了本该受保护的嫩芽，保护了本该燃烧的干瘪老树叶，为的不过是自己永不凋落。作为忍者，没人想要遇到那样的指挥官，万一遇到也只能自求多福。当然志村团藏的倒行逆施不可能没有后果，他彻底失去了指挥忍军的资格，彻底沦落为3代火影的黑手套，强制8、9岁的孩子提前毕业，然后在战场上几乎死绝，严重打击了3代火影的权威，甚至是动摇了他平民忍者这个基本盘。因为那些被强制毕业的都是普通村民和平民忍者的孩子，忍族的子弟早就自己提前毕业了。为了挽回形象和稳固基本盘，猿飞日展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将忍者学校的学制延长到6年，包括承诺再也没有强制提前毕业。宇智波优就是众多受益者之一，好好的上学到12岁毕业，可以说是完全避开了第2次忍界战争。如果还是10岁毕业的话，他就会赶上上一场战争的最高潮，也是木叶忍者死伤最惨的几次战役。那样的话，宇智波优的命运就会发生巨变，他不会是木叶村的新锐上忍，而是文明忍界的木叶 S 级叛人。搞不好宇智波直水天天念叨的就会变成，为了家族的荣誉，我要快点长大，消灭宇智波优这个叛徒。也有可能他已经成为了宇智波班的接班人，天天和这个帅气的老祖宗勾心斗角，琢磨着怎么避免被班控制，以及怎么弄死班，然后继承他的全部遗产。甚至他有可能会成为小组织的第3人，窃取小组织的领导权，准备在忍界掀起一场忍界革命的大潮。总之，他会过上朝不保夕但精彩绝伦的逃亡生活，而不是现在这样舒适安逸的修仙生活。当然，宇智波优更喜欢现在的生活，因为确实是比风餐露宿的叛逃生活舒服，而且他还拥有更大的选择权。立柱上梁，宇智波优很快就建好了小小的木亭子，这一下水声潺潺的小院子就显得更加清静了。就在他和睡醒的三轮雅士讨论该养什么种类的鱼时，执勤的虎部队忍者传来了雾影忍者进攻的情报。宇智波优甚至愣了一下，然后才失笑道：“才休息了3天，我都快忘记现在是战争期间了。”三轮雅士也挠了挠耳朵，嘲笑自己的铲屎官道：“那是因为你当甩手领袖，当然比当小兵舒服喵。只不过到了关键时刻，你也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喵。”宇智波优笑着说道：“哈哈，是啊，我能把绝大多数的日常工作都推给众信，但唯独带领虎部队打赢战斗的责任不能推卸，否则我就没有资格当这个领袖了。”宇智波优站了起来，深深地伸了个懒腰，然后说道：“走吧，梨花酱，为了能够继续享受舒服的甩手领袖生活，让我们去干掉这些不长眼的敌人。”但三轮雅士没有给铲屎官面子，他舒服地侧躺了下去，晃动着尾巴说道：“你自己去喵，我才不去参加你们的会议，每次都听得脑袋疼喵。等决定好怎么战斗了，你再来找我喵。”宇智波优看着梨花猫在地板上耍赖，也只能宠溺地说道：“好好，等我通灵吧。”宇智波优很快来到新建的作战指挥室，他一走进来，原本闹腾的争论声戛然而止，所有忍者都大声地喊道：“优大哥好！”这些担任中队长、分队队长、情报官的忍者此时都是笑容满面，之前的担忧和不确定在看到宇智波优后就全都消失不见了。虎部队的宇智波们对待宇智波优的态度变了，以前大家对他更加的亲近，今天则是增加了很多畏惧的成分，敬畏两全。这就是如今宇智波优在虎部队中的地位。这种地位源自于他的身份，他是宇智波忍术与战术学习会创建者，还是虎部队的创建者，这让宇智波们天然低了他一头。宇智波优对弟弟们认真教导，帮助他们觉醒写轮眼的恩情，让宇智波们对他感恩不已。最重要的是，宇智波优带领他们击败了雾影忍军，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辉煌战绩，让宇智波们对他疯狂的崇拜。最后一环则是他狠心处置宇智波无郎的附带效果，让宇智波们对他畏之如虎。今天宇智波优对这些宇智波的掌控达到了完美，就算是他离开虎部队，不论谁来接手，只要他一声令下，
虎部队都会立刻抛弃自己的指挥官，转而执行他的命令。宇智波鼬非常正式按照流程从宇智波重信手中接过指挥权，然后才坐了下来问道：“敌人的详细情报。”负责情报的宇智波和司站了起来，将具体的情报介绍了一番。宇智波鼬看到和司标注的一连串御敌位置坐标，立刻就判断出这些忍者是直接从雾隐村出发的，他们就是冲着虎部队来的。但是有个问题让宇智波鼬难以理解，这个忍者部队的规模偏小了，就算他们是血之一族的忍者，区500人够干什么的？宇智波鼬的这个问题问的其他人也都有点懵。最近的战斗证明，虎部队的宇智波们是很强的，只要出动一个满编的中队，就能轻易的消灭500名雾隐忍者。只要虎部队的宇智波不疏忽大意，队员们能够有效的执行既定的战术，分队队长们能够切实的牵制住敌人的上人，胜利就是板上钉钉，绝对不会出现任何意外。大家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有人笑着开玩笑道：“总不能是送给我们吃掉的吧？”宇智波贵之听到后却说道：“送给我们吃掉也不是不可能。”宇智波中道无法相信，反问道：“怎么会？我们吃掉这500雾隐忍者，对雾隐村没有什么好处啊？”年过中年的贵之黑然道：“对雾隐村肯定是没有好处，但对于雾隐村中的某些人来说却不一定，甚至对个别人来说有天大的好处。”18岁的少年更加不能理解，目瞪口呆的惊呼：“啊！”同样是18岁少年的宇智波鼬摆摆手说道：“不对，如果是针对血之一族的阴谋，500名忍者的数量又显得太多了。而且情报显示，这股雾隐忍者中平民出身的雾隐忍者更多，这是一个符合雾隐村实力对比的比例，显然是经过精心配置的，不是用来送死的队伍。”百思不得其解，宇智波鼬晃了晃脑袋，试图清空脑袋更换思路。谁知道下一个念头想的却是三轮雅士，他这才发现狸花猫聪明，从一开始就避开这个会议，不然这回他的脑袋又得开锅一样的过热了。稍微走了个神，宇智波鼬就决定放弃这个想不明白的问题，转而问道：“我来之前听到你们在激烈的争论的是什么问题？”宇智波重信回答道：“鼬大哥，我们在争论怎么和血之一族战斗。”宇智波鼬不能理解弟弟们之前为什么会争论这个，他问道：“血之一族这帮玩兵娘娘腔我知道，但他们的冰盾被我们宇智波一族的火盾压制的厉害，应该是很好打的才对。难道这一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宇智波和司苦笑着摇头道：“鼬大哥，你猜对了，这次的血之一族和上次大战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们是联合作战的。”哦，宇智波鼬的兴趣被勾起了，他好奇地问道：“你详细的给我解释解释。”宇智波和司回答道：“这一次的血之一族忍者只有230人左右，但他们没有采取小队作战的方式，而是聚集在一起，联合施展了一个超大型忍术。”宇智波重信接着回答道：“那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巨大暴风雪之柱，狂风中夹杂着数不清的雪花冰凌和冰锥。这个巨大的暴风雪改变了海域的局部天气，不仅仅是降温和降雪，甚至连大海都结冰了。我们第一中队在这个环境里战斗，实在是太吃亏了。哪怕是好火球之术，飞出去不远就会被暴风雪吹得熄灭。”宇智波鼬一听，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这不是炎影忍者最擅长的所谓联合忍术吗？这可是炎影村4大看家本钱之首啊！也就是凭借这一手，最擅长土遁的炎影村才能对抗特别擅长雷遁的云影村，甚至还在会战中打得云影忍者抱头鼠窜。所有炎影忍者都能掌握的联合忍术，比起百里挑一的暴遁忍者、千里挑一的尾兽人助力、万中无一血迹淘汰沉遁，可靠性和稳定性都是无可挑剔的。木叶村、沙影村、云影村都想要复制这种忍术，但到目前为止全都是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就是各村的忍者个性强烈，纪律性和服从性不达标，做不到将彼此的查克拉协调一致。宇智波鼬也一直在谋划在虎部队内部实现联合忍术，做了不少的尝试后，也算有了一些成果。比如第6分队施展的火遁蓝焰剑，就是集合众人之力，将破坏力放大数十倍，能够一击就切下巨型章鱼的腿。但这个忍术不够成熟，虎部队的协调性也不够格，施展的速度不够快，威力也达不到宇智波鼬了解到的炎影联合忍术水平。现在就可好了，雾隐村的血之一族首先在实战中应用上了。乖乖，4个月前还是散沙一堆的雾隐村，居然抢先玩起了联合忍术，而且他们一上手就是我设想中的最高阶段气象武器级别的联合忍术，这个忍界太魔幻了。宇智波鼬知道蓝星的历史，国时代的七雄在其称雄之前都经历过一次接近灭国的惨败。秦国被楚国打到距离咸阳不到150里的蓝田，楚国被吴国攻破了国都，魏国内乱到国军被迫出逃，赵国被魏国分裂出来个中山国，韩国挤进首都保卫战，燕国差点被齐国灭国，然后反手就打的齐国只剩下2个城。七雄都接近灭国后才能强盛成雄，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国家的虚弱原因是贵族占据过多的资源和全部的权力，国家无力自救，只能慢慢虚弱下去。经历一次灭国危机的同时，贵族们也就被国外的武力灭了个干净，再也没有了阻碍国家发展的力量了。只要能够熬过灭国危机，一个焕然一新的国家自然就强盛起来了。上一次的战役打垮雾隐村3大忍族，宇智波鼬就预料到会让雾隐村的潜力爆发出来，但这爆发的速度也太快了吧。宇智波鼬不禁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兴盛前夜的雾隐村真的适合做虎部队的磨刀石吗？不会打磨到一半，把虎部队这把刀给磨断掉吧？这又是一个大麻烦。宇智波鼬觉得自己的脑瓜子嗡嗡的 ，CPU 开始有过热的趋势了。算了，宇智波鼬很快就停止了这种无意义的思考。敌人冲过来了，不可能不打一仗，试试对方的深浅就撒丫子跑路的。宇智波鼬深知，战场之上最重要的就是掌握主动权，绝对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既然敌人摆出来了500人的血之一族，那就吃掉他。就算是敌人有什么阴谋也没有关系，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只要虎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消灭敌人，然后快速的结束战斗，那么不管敌人设下了什么样的阴谋都没有用。想通了之后，宇智波鼬也就下定了战斗的决心。他开口说道：“不管敌人想要做什么，既然我们没有感到直接的威胁，那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来打。不但要打，还要快打狠打。”宇智波鼬看了看宇智波众信，说道：“虽然第一中队缺了一个分队，但他们依然是我们综合实力最强的中队，所以这次还是由第一中队打头阵，众信负责指挥。”宇智波众信忽地站了起来，感激地接下了任务。是，感谢尤大哥给我和第一中队学史的机会。宇智波鼬点头道：“这次要是打不好，就证明你不适合担任指挥官。众信，我会撤销你的队长职务，以后就老老实实做副职，负责虎部队的日常行政事务。”然后他继续说道：“第二中队作为预备队，和我一起跟在众信的后面，随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支援或接应。不管敌人是不是准备了陷阱，由你们负责处理全部的意外。”宇智波宽人站了起来，大声地喊道：“是！”第三中队按照惯例加强岛屿防御，在战斗结束后负责接应。是！第三中队中队长宇智波中道撞到南墙，非要把南墙撞倒的男人，让中道承担防御和接应的任务，所有人都会觉得安心。其他所有人各自做好战斗准备，万一我们战局不利，就立刻撤退。所有人都要记住，这个岛一点都不重要，自己的命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发现这些队长们情绪不佳，宇智波鼬只能再多解释几句。还记得虎部队成立后我教你们的战术原则吗？宇智波鼬的声音非常低沉，话语中透露出强烈的不悦。队长们察觉到宇智波鼬的情绪，人人都是心中凛然。他们划的战直，就像是被老师抽查的学生一样，回答道：“记得。”然后他们齐声背诵道：“存地失人，人地两失；存人失地，人地两得。”这不是记得很清楚吗？宇智波鼬冷冷地说道：“都记住了，我们放弃这座岛屿只是暂时的，是丢给敌人防御的负担。只要我们在运动中消灭了敌人，这个岛就会自动的回到我们的手中。除了我们盖的房子、种下的花花草草、手捏的坛坛罐罐，我们什么都不会失去。”听到房子、花花草草、坛坛罐罐这些词，宇智波们就忍不住咧嘴了。4个月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小部分在无聊中开始种菜，但凭借兴趣种花的可不少，制作各种各样玩意的就更多了。关键是所有人都给自己盖房子了，几个月下来，经历过风雨，修补过漏水的房顶，更换过歪斜的房梁。宇智波们对这些房子都投入了不少的精力，多多少少是有些感情的，就这么放弃掉，心里自然会难过。但宇智波鼬说的对，一切都比不上自己的生命。于是虎部队按照命令开始了行动。大海之上，一个巨大的暴风正在快速前进，暴风中饱含着无数的雪花、冰雹和冰锥。暴风的脚下海面已经彻底被冻结，暴风中心冰雪堆积，形成了一座真正的冰山。雾隐忍者集中在冰山上，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但这些忍者的感受可大不相同。雪之一族的忍者感觉是很惬意的，他们非常喜欢寒冷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忍术威力能够凭空增加1倍。因为冰山的存在，维持超大型忍术暴风雪的代价都下降了很多，他们完全能够维持到抵达目标海岛。最重要的是，雪之一族的忍者们就算是穿着单衣也不觉得冷。雪之一族的新任族长营就坐在冰山的最高处，在无数的雪花簇拥下，他微笑着接收来自族人们的查克拉，然后通过快速的结印，将海量的查克拉变成超大型忍术。冰盾、联合忍术、暴风雪，一道璀璨的蓝色光华从营的身上爆发，笔直的冲入暴风雪的核心，封住核心，将巨大的暴风雪催动的速度更快，范围也自然变得更大。营现在维持暴风雪的难度并不大，就像一个转速极快的巨大陀螺，凭借着惯性就能自行维持很长时间。他甚至觉得自己小憩一会，暴风雪也不会因为能量不足而减弱。在营的身后，雪之一族的10位上人整齐地站立成弧形，他们黑色的长发在空中飘荡，脸上满满都是得意的笑容。他们惊叹于可怕的暴风雪，感慨道：“族长大人，我从未想过我们雪之一族的忍术能够变成这样的天地之威。哈哈，我们赢定了！这么恐怖的忍术，木叶的忍者凭什么抵挡？这一战过后，我们雪之一族将会成为最强忍族了。”营抬头看了看，说道：“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没有人知道，这位集合全族查克拉，轻松操控巨大暴风雪风暴，稳如泰山风光无限的雪之一族族长，心里正在发毛。他从未想过联合忍术暴风雪竟然会达到这么恐怖的规模。没有人知道这个忍术已经超出雪之一族的控制，此时他就像是拥有独立意志的怪兽，贪婪的吞噬海洋的水汽，没有任何极限的不断成长。这个暴风雪造就的风暴，虽然距离大自然孕育的风暴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已经可以算是真正的风暴了，根本不是上人等级的忍者能够控制的。营持续不断施展暴风雪忍术，也只能维持风暴的低温属性，以及稍微控制风暴前进的方向，每小时大约能改变0.3度。就算是这种轻微的控制，也越来越困难了，用不了多久风暴就会真正的成长起来，然后彻底失控。营现在只能庆幸自己只需要再控制这个怪兽1天，等到了木叶忍者所在的岛屿，就让风暴和这个冰山一起撞过去，再也不用感受这种骑虎难下的滋味了。雪之一族的忍者觉得冰山环境舒服，但其他的雾隐忍者就不一样了，没有冰盾也不会火盾的他们真的被冻惨了。不止一个忍者询问还有多久能够到，在得到还需要1天的答案后，不知道多少忍者心生绝望，然后领取了最冒险的前锋任务。就算是要面对敌人可能的袭击，他们也不想在冰山上苦熬了。但到了当天下午，他们的极寒噩梦结束了。宇智波鼬原本是跟随着第2中队一起行动的，但在接近雾隐忍者所在的海域时，他就看到了那高达数千米的蓝白色的巨大风暴。
原本前出近5公里的第一中队，在风暴的威逼下狼狈的退回，但宇智波优却狠狠地夸奖了带队的宇智波众信和全体成员。众信决定撤退很好，你们3个分队立刻撤退，同样很好。宇智波众信略显惶恐地指着暴风，问道：“优大哥，这个东西怎么对付？”对付风暴？宇智波优瞥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道：“我得有多傻，才会想着对付这么个鬼东西？而且我为什么要对付这个大风暴？那我们该怎么应对敌人的攻击？”宇智波优看着这个巨大的不可抗拒的风暴，他想到了传说中的钢铁洪流以及无法抵御的大蘑菇，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伟人天才般的应对战略，自信的笑容自然地出现在了脸上。他甚至开心说道：“我们回去把所有的陷阱都打开，然后叫上虎部队的所有人，我们去和敌人换家。换家，这是伟人面对不可抗拒的敌人时提出的不对等超限战略。这是阳谋，根本不需要真的实施，单凭公开的讲述战略内容就成功消灭了敌人的气焰，阻止了一场无比可怕的战争。宇智波优只能是个拙劣的模仿者，他可没有这等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能力，只能直接实施换家，让雾隐忍者感受一下顾此失彼的痛苦。当他带着一头雾水的虎部队宇智波们从风暴边缘擦身而过的时候，雾隐村的忍者们自然是更加的懵逼，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了。作为底层的忍者只是发懵，但作为情报汇总人的总指挥，雪之一族的族长营在宇智波们身影消失后，还是想明白了，他们是要去偷自己的家。营彻底傻眼了，自己带的这500多雾隐忍者脱离了暴风雪的掩护，能打赢那群虎部队吗？想都别想啊！看人家那队形，4人一队，4队一组，4组一群，井然有序的如水般流淌而过，真的是赏心悦目啊！尤其是他们和外围雾隐忍者接触，瞬间就能完成队形的变换，无论雾隐忍者从哪个角度接近他们，都能保证每次是4人对1人，每次都是4个忍术同时击中。雾隐忍者面对这样的攻击，真的是毫无抵抗的就被打倒，甚至连像样的反击都无法打出来。营现在能够确定了，这群木叶忍者就是最近几个月名声大噪的虎部队，他们毫无疑问有能力直接击败自己。敌人之所以绕开，就是因为自己越来越控制不住的超大的暴风，他们的火盾在这个环境下根本不能与掌握冰盾的雪之一族对抗。营看到木叶忍者使用凤仙火之术和好火球之术试探，大大小小的火盾在进入风暴范围之后就会失控，并且迅速在无尽的雪花和冰雹抽打下熄灭。毫无疑问，在风暴中战斗雾隐忍者将会取得胜利。可问题是木叶忍者根本不冲进来，而是绕过风暴，向着自己的来路冲过去了。那里可没有雾隐忍者，只有自己的出发点。营呆住了，出发点有自己的全部补给。要是敌人把自己的补给给夺走了，没有后勤的自己只能狼狈的撤退。虽然营的目的不是打赢战斗，而是收集木叶忍者的情报，但如果双方连接触都没有，战斗更是都没有发生，他当然也不可能取得对方的情报。那这一次雾隐忍者的行动就是彻底的失败。这样的失败行动是无法向4代水影大人交代的，营也不想在自己的头上戴上失败者的帽子。他在连续好几个深呼吸后，终于做出了决定。所有人做好准备，我们离开冰山，放弃这个风暴，向木叶忍者的背后发动攻击。大人，大人！在无数的质疑声中，营冷静地说道：“这个风暴太大了，我没有办法控制它掉头。别人知道在暴风雪中和我们作战必输无疑，所以这些懦夫不敢和我们作战。他们卑劣地去攻击我们出发的那座岛屿。那座岛上有我们绝大部分的物资、粮食、药品、忍具，没有了这些物资，我们就会失去持续战斗的能力。哪怕敌人不进攻，我们也只能被迫撤退。现在我们只能放弃绝对有力的巨型风暴，让敌人觉得有机会战胜我们，他们才会掉过头来和我们进行战斗。我们的现在必须决定是放弃绝对优势进行战斗，还是离远了之后直接绕路回家呢？”雾隐忍者们沉默了。说实话，雾隐忍者的士气不高。这4个月他们过得很不好，首先是一场大败，被迫缩回雾隐村，紧接着就是残酷的忍村内战，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但现在的情况也实在太丢人了吧！大张旗鼓地向敌人发起进攻，可敌人只是无比轻松地和自己擦肩而过，500多雾隐忍者就只能灰溜溜地回雾隐村去。这要是回去了，还能抬起头来见人吗？如果有临阵脱逃的名声，将来还能接到任务吗？想到灰溜溜回去后的下场，大多数的雾隐忍者的心底涌出了拼死一战的冲动。血雾之力的政策，其影响可不是短时间就能消除的。战斗！宇智波优突然听到一声高喊：“优大哥，雾隐忍者从那大风暴中出来了！”他瞬间就施展瞬身术，从队伍前段跳到了队伍的最后，和宇智波中道并肩而立。放眼望去，只见大风暴中走出来好几百个雾隐忍者，他们中间是站立整齐的雪之一族2多人，2翼则是新的4人小队模式的雾隐忍者，松松散散的扩散开来。宇智波优笑了，他对中道说道：“看来敌人还真是怕我们跟他们换家啊，竟然愿意和我们决战。”宇智波中道笑呵呵的回应道：“那我们可是求之不得呢，换家还是挺麻烦的。”宇智波优点点头：“你说的对，换家是很麻烦，能够在这里将敌人全歼，那才是什么都有了。要是敌人能够识趣的自行回家，连战斗我们都不用打的话，那就更好了。”宇智波优说出了心中的最佳方案，说完自己都笑了。不战而退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忍者只要敢这么做，就会在将来影响他的任务接取。事关收入和生活，除非这个忍者决定退休，否则没有一个忍者能够淡然处之。宇智波优将自己新造的铜哨塞进嘴里，然后用力的吹响，悠长响亮的哨声回荡在大海上。虎部队的第1、第2中队停止前进，
他们后队变前队，攻击组和支援组立刻切换角色。仅仅6秒钟的时间，虎部队的2个战斗队就完成了掉头，并在接下来的2分钟内，从菱形的警戒行进队列变成了横向展开的攻击队列。而从好几分钟前就开始列阵的雾营忍者，整体阵型依然散乱不堪，许多的小队长或者分队长正在大声的呼喝，试图将队伍整顿好。可是缺乏足够训练的不只是底层忍者，这些大小队长同样没有足够的训练，他们甚至连续的发出了彼此矛盾的指令，让原本就混乱的队形变得更加混乱。只有血之一族的200多位忍者迅速完成了列队。他们曾经是血之一族的异类，在营的带领下进行了多年的联合忍术训练，其中就包含着列队的训练，所以才能在几分钟内就将队列站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但此时他们也惊恐地发现，木叶的虎部队从行军队列变为攻击队列，却比他们更早完成整队，并且提前展开了攻击。看着漫天升起的凤仙火之术火焰，营只能大喊一声联合忍术。心慌不已的血之一族忍者听到族长的呼喊，虽然他们的脑子还晕乎乎的，但他们的身体凭借训练出来的肌肉记忆，就流畅地开始提取查克拉和结印。当澎湃的查克拉汇聚到营的身上时，他发现族人们在紧张中输出的查克拉偏多了，而且多了很多，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但是漫天飞舞的凤仙火已经非常靠近了，营没有时间进行第2次尝试，他强忍着剧烈的头痛和肌肉撕裂，不顾鼻子中薄薄流出的鼻血，坚持着发动了联合忍术。冰盾联合忍术暴风雪。首先是狂风，寒冷的狂风从开始呼啸，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就聚合成冰雾，对视线进行了干扰。在越来越大的冷风中，冰雾相互碰撞，聚集成了雪花，雪花又凝聚成冰雹，冰雹的体积不断变大，又在持续不断的碰撞中逐渐被打磨成尖锐的冰锥。第一轮凤仙火还是晚了一步，只能是撞击到已经成型的暴风雪上，在雪花、冰雹和冰锥的撞击下迅速熄灭。宇智波优瞪大了他的3勾玉血轮眼，通过复制的天赋能力，他终于看清了雾隐村联合忍术的施术过程，因此大大的松了口气。他对刚刚通灵过来的3轮雅士说道：“搞了半天，原来是我自己吓唬自己。雾隐忍者的联合忍术不是集体同步施展忍术，凭借默契和查克拉的共振实现联合的忍术，这我就放心了。”3轮雅士觉得这个冰雪风暴很厉害的，他可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巨型忍术，于是好奇地问道：“哟，你看到了这么厉害的忍术，怎么会觉得放心喵？”宇智波优回答道：“因为他们是集体聚集查克拉，然后由一个核心忍者施展忍术，这个术的威力就被这个忍者的查克拉控制力限制了。我看那个血之一族的忍者连影都不是，充其量就是个上忍，他能是施展的威力很有限。”说着，他搓了搓自己的下巴，略带惊讶地说道：“这个暴风雪的规模比我想象的要大一些，看来这个血之一族的忍者比我预期的厉害不少呢。”3轮雅士发觉铲屎官非常轻松，好奇地眯起眼睛问道：“哟，你这么的轻松，应该不需要我帮忙喵？”宇智波优赶紧将梨花猫抱住，免得他钻进一朵火焰，就不知道跑哪里逍遥去了。梨花酱你可不能溜，有你在我有9成5的胜算，你要是不在，我的胜算可就不到8成了。胡说喵，我哪有这么厉害喵？3轮雅士的反驳了一句，但心里的美滋滋可都全在脸上看出来了。宇智波优嘿嘿笑着解释：“梨花酱你非常厉害呢，而且有你在，我就能借助你的掩护使用仙术，这可是不得了的差距吧？”3轮雅士，梨花猫生气了，他从宇智波优的怀里跳出来，回到自己最熟悉的肩膀上，直接趴下来，碎碎念道：“我就是个挡箭牌喵，障眼法喵，你自己去打喵，让我一个小猫给你打掩护。”正在这时，血之一族的冰风暴中，数以千计的冰锥打磨完成，在营的操控下，利用暴风的风力向宇智波的阵列发射过来。这些透明的冰锥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着晶莹的光华，就像是数不清的水晶宝石，铺天盖地的扑了过来。作为具有实体的忍术造物，冰锥的物理力量比凤仙火火焰大得多，飞行途中不知道撞碎熄灭了的多少凤仙火。而凤仙火被熄灭前的爆炸，也从冰锥上炸出大量的冰屑和水汽，双方交汇的位置顿时白茫茫一片。冰锥熄灭了绝大部分凤仙火，大部分冰锥并没有因为凤仙火的爆炸而解体，穿过白雾区后，依然保持着基本的外形和足够的杀伤力。宇智波们看到之后，几乎是动作一致的结印，他们要准备爆炸威力更大的好火球之术，用爆炸的风暴吹飞冰锥。正在此时，嘹亮的哨声响起，正是代表宇智波优的哨声。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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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宇智波们听到这个奇特节奏的哨声，都明白宇智波优命令虎部队中队发起冲锋。按照训练的规定，冲锋时必须无视一切敌人的攻击，全心全意地执行进攻战术动作。就现在而言，就是对于头顶上的冰锥无视。宇智波们看了看头顶上飞舞的冰锥，都知道只需要一枚命中要害，自己的生命就会彻底结束。但虎部队第1和第2中队的宇智波们没有一个人迟疑，他们立刻按照训练依旧的战术动作，向雾隐忍者发起了进攻，对于自己头顶正在坠落的冰锥视而不见。显然，宇智波优此前树立的权威，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满意。4-4战术从小队到分队区别几乎没有，但到了中队之间的合作就会出现新的要求，在各自负责的基础上，所有成员都要彼此信任，达成最大程度的协作。比如说现在2个中队的成员发起冲锋，他们不需要操心敌人的冰盾忍术攻击，相信下令冲锋的宇智波优会解决这个忍术，不让攻击落在自己身上，因而他们能够专注于自己的战术动作，以最快的速度向着敌人冲锋，最大程度的缩短冲击敌人的时间。而宇智波优必须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切实有效地拦截攻击忍术，并且压制和吸引敌人的忍术攻击，不让敌人的大型忍术攻击自己的队员。来吧，梨花酱，为我提供掩护。又是障眼法喵，
讨厌的哟！三轮雅士嘴上抱怨，身体却灵巧快捷地跳到了宇智波鼬的脑袋上，聚集自然能量，吹出一条蓝白色火焰线。仙法火遁蓝白真言，在外人看来是猫仙人为宇智波鼬提供自然能量的支持，释放了威力巨大的仙术。但实际上，宇智波鼬此时确认没有大蛇丸这个级别的旁观者，他直接调动了经脉内的风火双灵自然能量，与自身的细胞中榨取的风遁火遁查克拉结合，生成仙术查克拉，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施展风火，融合仙术。仙法金岩盘龙卷，一道粗大无比的圆柱形螺旋火焰从手印中出现，直冲云霄之上，然后如同蚊香一样螺旋盘绕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盘龙火焰柱。火焰龙卷带起炙热爆裂的风暴，将空中正在坠落的冰锥全数卷入盘龙火焰柱中，冰锥在炽热的火焰中仅仅旋转10几秒，就彻底融化成水。而水分在更短的时间内就蒸发殆尽，成为巨大的盘龙柱边缘的白色云气。金岩盘龙卷消灭所有的冰锥后，就在宇智波鼬的操纵下，化作盘旋的火风暴，向着雪之一族联合忍术制造的冰风暴撞了过去。冰风暴是冰遁联合忍术制造的，而冰遁是由风遁和水遁融合形成，火风暴则是风遁和火遁仙术查克拉组合构成。两个巨型风暴各有优势，又是一冷一热，却具有同样的风暴属性，碰撞导致了最激烈的冲突。巨型忍术和巨型仙术对抗，疯狂地宣泄着各自的威能，整个战场的环境都发生了改变。雾隐忍者所在半边变成了蓝白相间的冰雪冬季，而宇智波们这边则是满目橙红的炎炎夏日。空中半个冰风暴和半个火风暴几乎融合成红蓝太极，忍术和仙术的激烈冲突自然吸引了雷灵自然能量聚集，闪电在冰与火的交界处密集爆发。宇智波鼬感受到熟悉的雷灵自然能量，差点就操纵现成的闪电横扫雾隐忍者群，直接锁定胜利的局面。真的是就差一点。好在宇智波鼬及时发现，冲得最快的宇智波小队已经进了雾隐忍者群，这才强行忍住了召唤连环闪电的冲动。虎部队的小队冲进敌人群中，同样也是锁定了胜利。要知道，虎部队是木叶忍者中血轮眼普及率最高的组织，第一中队的开眼比例接近 90%， 第二中队也有 60%。血轮眼是最强的混战增幅器，当虎部队的忍者将敌人拉入近身混战时，他们自己还能凭借血轮眼的动态视力，完成彼此之间的协同战斗。虎部队发起的混战，其实就是以自己的有组织攻击碾压敌人的无组织反抗。近身混战一开始，雾隐忍者毫不意外地落入下风，很快雾隐忍者们的惨叫就此起彼伏地响成一片。而随着宇智波忍者冲入雾隐忍者群中，大规模的混战爆发，雪之一族的联合忍术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他们可没有虎部队那样高度的相互信任，不可能相信雾隐忍者会保护他们，他们只能各自按照亲疏关系，组成了最熟悉的3人小队，加入了这场大混战。随着雪之一族的忍者加入混战，雾隐忍者的联合忍术自然就结束了。宇智波鼬也立刻结束了自己的组合仙术，并且小心地将火风暴送上高空，他可不敢直接解散火风暴，万一掉落到人群中，那就是悲剧了。现在整个雾隐忍者群中，到处都是奋战的宇智波弟弟们，火风暴失控的话，太容易误伤自己人，这可不行。小心地结束了组合忍术，宇智波鼬再次吹响铜哨，命令永远的预备对第3中队和后勤中队发起攻击。他自己则一马当先，直扑向雪之一族联合忍术的核心施术者。宇智波鼬要把这个人留下，掐掉雾隐村变革的种子。刚才的战斗中，雪之一族的忍者表现极其抢眼，在纪律性、组织性和执行力上都有上佳的表现，怎么看都不像是散乱的雾隐忍者，反倒像以纪律性著称的炎隐忍者。另外300名的雾隐忍者就不同了，熟悉的凶狠，熟悉的莽撞疯狂，正是最正宗的雾隐忍者。在战斗中，双方的表现更是天差地别。雪之一族的联合忍术很明显压了虎部队一头，如果4个月前在九保田村这伙雪之一族也在的话，那场战斗绝对打不出超过3000的战绩，能有500就不得了了。而普通的雾隐忍者从头到尾都插不上手，直到被虎部队冲了进来，然后惨遭砍瓜切菜般的屠杀。这种忍村时代的传统忍者，面对宇智波的虎部队可以说是毫无战斗力可言，纯纯就是送人头的。如果不是雪之一族的存在，虎部队根本就不会发起冲锋，远远的就能用火遁将他们灭杀一空了。雪之一族和雾隐忍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脱节，就像是两个不同的组织硬生生凑合在一起的。宇智波鼬据此断定，雪之一族的忍者是某个天才带来的意外突破，并不是雾隐村整体性的变革。通常来说，天才也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反馈，才能将认知扩展到更加全面的地步，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得到全方面的认知，除非他是个自带知识体系的穿越者。当然，天才的天赋或许能超凡入圣，凭空凭直觉就能认知全面且充分，但他带动群体突破必然受到权威的限制，只能一步一步来。也就是说，雪之一族在远程联合忍术上如此强大，那么他们在近战混战中就会弱。宇智波鼬做出判断后，果断命令虎部队发起冲锋，将敌人拉入混战。果然，雪之一族被迫陷入混战后，他们习惯性的使用了3人小队模式，并且很快就在虎部队的冲击下变成各自为战。宇智波鼬理所当然就锁定了目标，这个雪之一族的首领绝对是雾隐村革新的先行者，在此次大内乱之后冒出头来，他到战场上来是要证明自己的革新理念正确。如果让他回去，就会像火种一样点燃雾隐村的改革火焰。宇智波鼬对他很佩服，所以决定干掉他。彼之英雄，无之仇寇。既然宇智波鼬选择木叶村的宇智波家族作为一窟，那他的立场就落在了木叶村，落在了火之国，当然不能接受雾隐村和水之国的强盛。当雾隐村的革新火种暴露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就做出了决定。银双手翻花般的快速结印，迅速施展了忍术，
冰盾，冰焰降空。他鼓起腮帮子，吹出寒冷至极的冰风，风中的冰盾查克拉迅速化形成一只只晶莹剔透的剪尾燕。冰焰们展翅翱翔，灵巧地躲开血之一族的忍者，命中猝不及防的宇智波忍者，在他们身上割裂出冒血的豁口。冰焰在命中后会整个融入到伤口，造成2次冻伤，甚至会导致伤口直接结冰。宇智波鼬冲过来的时候，正好看到这一幕，顿时为这个忍术的恶毒感到心惊。伤口被冻结后不再流血，看上去也没有那么狰狞了，但实际上被冻结的细胞已经在结冰过程中被微米级别的冰刺刺破了细胞壁，可以说是已经彻底坏死。等到冻结溶解时，就会看到血肉快速腐烂的景象，再好的医疗忍术也不能治疗这样的伤口，只能整体挖掉。赢的这一击给虎部队制造了10几个不得不退役的残废，破坏力之大令人心惊，就连自诩心狠的宇智波鼬都忍不住爆了粗口：撤！看着是个大美人，原来是个凶恶的白切黑，去死吧！宇智波鼬的双手腾起金色的火焰，隔着上百米的距离，向黑长直扎马尾的银挥出一记直拳。拳头当然打不到人，但那金色的火焰竟然脱离了拳头，保持着拳头的样式，以极快的速度飞向目标。火遁，焚化焰拳。银注意到了这个讨厌的攻击，他伸出左手，五指张开，冰霜瞬间凝结成了一面冰晶镜子，正对着火焰拳头的方向。冰遁，冰晶魔镜，反。银透过半透明的冰晶魔镜，看着敌人连续发出4个火焰拳头后，跟着火焰拳的路线发起冲锋。他的嘴角微微上扬，红润的嘴唇勾勒出精致的弧线。冰遁，冰晶魔镜，反可不是防御忍术，而是银参考狗居史仓的水遁水镜之术开发出来的忍术反射术。他做不到狗居史仓那样映照敌人，复制敌人为自己作战，但能够结合冰遁的冰晶镜空间能力，直接吸收敌人的忍术，并在需要的时候原封不动地反射回去。改进后的冰晶魔镜反比原版的冰晶魔镜施展速度更快，大小也可以自由地控制。现在银手上的冰晶魔镜就是直径1尺3寸的圆形镜子，看起来就像一面小小壁盾。他灵活地挥动手臂，准确地对准了火焰之拳，镜面接触火焰之后出现了水样波纹，直接吞下了火焰之拳。然后是第2个、第3个，银将镜面对准了第4个火焰之拳，并做好将4个火焰忍术同时还给主人的准备。按照他的经验，在瞬间被自己使用的几个忍术同时攻击，就算忍术的使用者也无法承受，会在一瞬间被自己的忍术打倒，甚至直接死亡。银已经预料到了敌人的死亡，他的笑容忍不住变得灿烂起来，笑颜如春花般璀璨，让宇智波鼬眼角直抽抽。该死的娘娘腔，竟然妄想掰弯本大爷，去死吧！宇智波鼬的双拳上的金色火焰变得更加明亮，显然是注入了更多的查克拉，做好了连续攻击的准备。就在第4个火焰之拳接触冰晶魔镜镜面的瞬间，银的笑容凝固了，他感觉到手上的魔镜变了，从冰凉干爽变成了烫手滴水。银惊骇地低下头，发现手上的冰晶魔镜正在喷射金红色交织的火焰，冰晶正在快速地融化成水。忍术的载体损坏至此，忍术自然也就被破，第4个火焰之拳自然无法被吸收。他击碎了半融化的冰晶魔镜，然后命中了银的胸口，穿透雪白的衣物，在身体上留下了一个金色的拳印。破碎的冰晶魔镜无法束缚之前吞没的火焰之拳，也没有释放出来的镜面构成忍术的查克拉爆发，将破碎的冰晶炸得粉碎。爆炸的风暴将银掀了个跟头。当银还在空中翻转的时候，宇智波鼬仗着筑基期强化的身体以及对火焰的抗性，直接穿过爆炸的火焰，冲到银的身前。没有废话，没有怜香惜玉的感慨，宇智波鼬挥动双拳，在银的身体上连打6拳，将他远远的击飞。在这瞬间的爆发后，宇智波鼬喷出了长长的一口气，身体控制不住的发软，不得不半蹲在海面上，大口大口的喘息起来。他看向敌人，遗憾的说道：可惜被他拦截了3拳。宇智波鼬肩膀上火焰突然膨胀，三轮雅士从火焰中跳出来，他挥舞着爪子，运用仙法纯白利爪，瞬间扑杀3个扑上来捡便宜的血之一族忍者，将他们撕裂成满地的碎肉。狸花猫的凶狠让其他忍者望而却步，确认没有敌人再来偷袭宇智波鼬，他才放软了身体，轻轻地跳回专属自己的肩膀上。三轮雅士舔舐着不小心沾染的血迹，抱怨道：哟，你不是最小心最谨慎的喵，怎么突然冒险？吓我一跳喵！我哪里冒险了？梨花酱不是站在我身边的吗？喵，有你在，我很放心的啊。哼哼哼，有你终于知道本喵的厉害了，谢谢啦。不用谢喵。切实地保护了铲屎官，不再是一个辅助角色，这让三轮雅士十分满足。他洋洋得意地挺直了胸膛，竖直的尾巴快乐地摇摆起来。对于战场上的危险，三轮雅士是丝毫不在意的。宇智波鼬只要缓过来一口气，他就是这个战场上无敌的存在。毕竟他已经完全掌握了飞雷神之术，在印记苦无的帮助下，能够和三轮雅士在小范围玩的难分上下。就算是不用飞雷神之术，宇智波鼬单纯依靠身体，他也是最强的体术忍者。如今他完全消化了筑基3阶段的成果，身体素质早已超过了忍者的范畴。宇智波鼬自己估计足以和开启6门的麦特戴相提并论。当然，未来的麦特凯只需要开启5门就足以碾压他。麦特凯之所以被称之为凯皇，就是因为他在父亲奠定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突破了人类体术的极限。未来他以凡人之躯几乎弑杀神明，做下如此壮举，在宇智波鼬看尊其为凯皇，可谓是实至名归。凭借强大的身体素质，宇智波鼬举手投足间都有莫大的威力，这导致他的直剑在训练中就毁了。不过是正常不过的抖剑花，价值5万两的定制武器居然就碎掉了。其实还不止，在适应身体进化的过程中，连备用的忍刀都在练习中毁了，搞得宇智波鼬现在没有武器可用，只能挥舞着拳头去打人。苦，手里剑倒是能用，
但这两种小东西的威力实在太小了。苦无能够戳死的敌人，他用力一拳就打死了；苦无戳不死的辉夜一族忍者，他还是能用拳头锤死，锤不死的也能用经验拳印烧成灰。既然如此，宇智波鼬自然也就用拳头打人了，反正效率是一样的，还省事。银的身体挨了宇智波鼬6拳，整个人在空中就已经失去了意识。作为血之一族的忍者，他的身体防御力很一般。宇智波鼬每一拳都能打断骨骼，整个拳头导进身体20公分的深度，直接将破坏力传递到内脏上。银在10几秒后才恢复意识，他很快发现自己的腰部以下完全失去了反馈，忍着剧痛检查全身。他摸到了折断的腰椎时，绝望就不可遏制地涌了上来。雾隐村的医疗忍术水平他很了解，涉及主神经损伤的伤害是没有办法治疗的，也就是说他残废了。银知道自己完蛋了，不管自己还有多大的野心，也不管自己有多大的智慧，没有力量的他来说统统没有了意义。雾隐忍者不会信服一个残废，哪怕他再聪明也不行，这是血雾之里的传统做决定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银虽然是雾隐村的异类忍者，但血雾之里的政策同样影响到了他，绝望在他的心中滋生了杀意，同归于尽的想法再也无法阻挡。银不顾自己的身体浸泡在海水中，他用还能行动的双手结印，将自己的查克拉全部注入这个树中。冰盾，冰晶白龙。银的双手凝结出冰晶魔镜的冰块，冰块顺着双臂迅速蔓延，冻结了他的胸部、躯干、脑袋，最终一直延伸过断裂的腰部，将双腿也包裹了起来。当他的全身都被冰块包裹起来后，冻结依然在继续，无尽的海水在极寒的冷气作用下，迅速的在他身上凝结成青白色的冰凌。哪怕是宇智波鼬冲过来，狠狠的一拳砸下来，打得冰凌残破乱飞，这个迅速的冻结过程也没有停止。宇智波鼬多次尝试，发现自己无法将焚化经验刻在冰块上，这才确认这些冰块和辉夜一族的骨骼不同，不属于人体系统。他知道，如果不能拨开这厚厚的冰层，就无法完成最后2个拳印，让银死于焚化之焰了。宇智波鼬迅速地拿出铜哨吹响，向虎部队的成员发布紧急撤退的命令。他已经感觉到了这个敌人的查克拉中散发着死气，那种不顾一切的榨取查克拉，导致细胞破损死亡的味道，证明这个很厉害的忍者在玩命了。吹哨的间隙，宇智波鼬还大声地呼喊：撤退，分散撤退，敌人要玩命了！他的声音浑厚无比，尤其是用查克拉增幅之后，巨大的音波震耳欲聋，保证每一个宇智波都能听到。虎部队的忍者们呼呼啦啦地撤退了。宇智波们听到领袖的撤退命令，抬头看到那个巨大的正在成型的冰冻怪物，他们又不是傻子，当然知道大事不好，一个个跑得比兔子都快。幸运的是，宇智波们在战斗中占据绝对上风，他们主动的撤退不会第一时间遭到敌人的阻拦。但雾隐忍者终究是5大忍村的忍者，他们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虎部队的宇智波在混战中占上风，凭借的是组织性的优势。虽然宇智波们的人更少，但在战斗的时候却能做到多打1，这才将雾隐忍者死死的压制住。撤退的时候，组织性的优势就不存在了，强悍的雾隐忍者就抓住了机会，死死的缠住了自己的对手，甚至反过来将宇智波压制住。尤其是几位13岁的宇智波弟弟，力量、体术、查克拉都没有发育好，战斗经验也颇有不足，被敌人拖住后，很快陷入了雾隐忍者的围攻，眼看就要战死在此。撤退的宇智波中，几位中队长级别的干部停下了脚步，他们迅速组成临时的4人小队，准备冲入敌人群中，将自己的弟弟接出来。就在此时，宇智波鼬的哨声再度响起，他在强调命令：撤退。宇智波和司拿不定主意了，他看向虎部队的2号人物仲信，怎么办？宇智波仲信的喘息变得沉重，但下一刻他就笑了：快，接住弟弟们，接住了我们就走。和司赶紧扭头，第一眼就看到了正在空中飞舞的好几个弟弟，然后他就看到了在雾隐忍者群中左突右冲的宇智波鼬。宇智波鼬一边吹着铜哨发布命令，一边向着被困的弟弟们全力冲刺。不再掩饰自己的肉体力量，宇智波鼬就像一辆蒸汽火车，在雾隐忍者群中疯狂冲击，胆挡路的雾隐忍者都被他撞得筋断骨折，有些倒霉蛋更是被撞得高高飞起，像破麻袋一样在天上打着转，然后重重地落到大海中。甚至在空中，这些倒霉的家伙就已经死了。宇智波鼬撞开围攻宇智波的包围圈，抓住宇智波弟弟就用力掷向几个中队队长的位置，很快就将人都救了出来。宇智波和司目瞪口呆，他呆滞地看着天上飞舞的弟弟们，直到被一个弟弟撞了个满怀。宇智波中道奋力接住一个弟弟，整个人都被砸进了海水中，冒出头后他哈哈大笑，不愧是优大哥，真是太厉害了。撤退的哨声还在响，中队长们不敢耽搁，扛起晕乎乎的弟弟们撒丫子跑路。宇智波鼬并没有能够救出所有宇智波弟弟，他在冲击中还捡到了6具尸体。白刃混战在任何世界都是最凶险的战斗，无论具有怎样的优势都无法避免伤亡的出现。宇智波鼬没有太多的伤感，他将部下们的尸体收好，再次检查了整个战场，确认没有遗漏一个宇智波后，便投掷出了手中的苦无。这柄苦无上刻着独属于他的飞雷神印记，不是阴阳图，也不是八卦图，当然更不是宇智波家祖族徽，而是4个字：道法自然。这是一个奇妙的结果。宇智波鼬对于飞雷神封印印记的研究，最终的定型的封印正文就是1比4的长形图案，根本没有办法改成八卦图或阴阳图。左看右看之后，他发现只要稍微添上几笔，恰好是草书的道法自然这4个字。太明显了，这是天道给他的提示。别跟我说迷信，老子都修仙了，神什么的不用拜了，但得认大道啊。于是道法自然就成了他的飞雷神印记。
苦无化作闪电飞出，三轮雅士借助火焰跳跃消失不见。战场上只有他自己一个宇智波了。宇智波鼬彻底放松下来，终于有心情欣赏银榨干自己全部查克拉制造的这个冰晶巨兽了。海面上的冻结还在继续，随着越来越多的海水凝结，层层堆积的冰晶开始向上拔高。银身体身边的冰晶巨像成了狰狞可怖的怪物脑袋，全部由冰灵冰刺组成的抽象派脑袋，如同豪猪一样厚实而多极，空洞冷漠的双瞳透射着无尽寒光。查克拉的剧烈波动突然平静下来，这只巨怪的爪子从海面下伸了出来，重重地拍在海面上，紧接着是另一巨大的爪子。随着怪物不断的挣扎发力，一丛丛的利剑般的背挤露出海面，接着是长长的龙尾敦实沉重的后腿。当这条接近50米长的凶兽全身站立在海面上后，无尽的冰雾从它的身体两侧喷涌而出，最终凝结成一对一展超过100米的冰晶羽翼。晶莹剔透的冰晶构成了怪物的身躯，身体表面每一寸都是由锋利尖锐的冰鳞棘刺层层堆叠而成。透明的冰晶下面没有内脏和骨骼，只有从身体脊椎上发散出来的冰鳞，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这玩意绝对是密集恐惧症患者的天敌。雾隐忍者们张大了嘴巴，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只晶莹的凶兽，他们忍不住怀疑自己的忍者生涯真的走对路了吗？哪怕是血之一族的忍者也同样说不出一个字，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族长竟然有这样的力量和忍术。这些黑长直的忍者们心中被种下了骄傲的种子，说不定在哪一天就会发芽茁壮的生长，指引着他们成为新一代的强大忍者。巨怪张开遮天蔽日的双翼，微微甩动尾巴，掀起无尽狂风，夹杂着数不清的冰霜利刃，犹如海啸一般向着四面八方倾泻。璀璨的冰蓝色夺目的让人无法直视，但锋利的冰霜利刃却悄然柔化成了圆乎乎的冰雹。雾隐忍者和血之一族的忍者措手不及，无处躲闪的他们被打得满头是包，被狂风吹飞到空中，然后重重地落入大海。有些聪明的忍者明白了，这是赢在帮助他们离开战场，避免他们卷入战斗后不幸地成为炮灰。于是他们开始高声呼喝，招呼同伴们逃离战场，给银大人腾出战斗的空间。大海是雾隐忍者的主场，他们逃跑的办法千奇百怪。有些忍者化身各种巨型的鱼类，没入海水中快速远去；有些忍者直愣愣地钻进海面下，凭借忍术保持水下呼吸，凭借双手游到深深的海底，这才向自己觉得安全的方向前进。绝大部分的雾隐忍者还是合作施展雾隐之术，在海面上制造了大片的浓雾，然后钻进浓雾中狂奔而去。宇智波鼬没有阻止这些家伙的逃跑，他们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就凭他一个人去杀根本是做不到的。再说了，他的目标只是确保一个人死在这里，何苦制造过多的杀戮呢？冰晶白龙疯狂地喷射冰雪寒风，宇智波鼬脚下的海面正在渐渐冻结，他心中脚底抹油的想法不知不觉开始动摇。好想正面干死这个家伙，这么大的冰晶造物，打起来应该会很爽的吧？他摇了摇头，叹气道：“我就知道，打天才不能一击打死，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他可真的是勾起我的好胜心了。心猿活泼到这种程度，回去处理起来可是麻烦的很啊。”宇智波鼬不怎么担心这位天才对雾隐村的强化，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也缺乏足够的战绩积累威望，没法说服雾隐村跟着他的思路走。但他相信这种天才一个人的时候是能搞出大动静来的。现在果然是搞出大动静了。宇智波鼬再次审视地看了看这个冰晶巨兽，赞叹道：“这玩意可比粘土巨龙好看多了。凭借这么点查克拉，塑造出如此宏伟的冰盾造物，我必须得承认，你是一个真正的天才。”银操纵巨龙低下头，冷冷地看着宇智波鼬，对他的赞扬无动于衷。冰冷空洞的龙目中只有无尽的怒火和杀机。银将自己彻底封闭了起来，他现在完全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也没有办法说话。宇智波鼬不知道状况，但能够从对方身上感受到杀气，还有破釜沉舟的坚定。终于，他从心地放弃了爽一把的念头。敌人破釜沉舟般榨干了身体的细胞，换取的战斗力确实是很强，但也意味着他离死不远了。何必和突破自身极限、战斗力处于巅峰的天才战斗呢？当一个天才拼命也要和自己玩命的时候，最好的应对办法可不是全力战斗，而是不搭理他，离他远远的。等这位拼命的天才很尽耗尽，生命也耗尽之后，再回来摸他的尸。不管他活着的时候有多么天才，他死了之后难道就不是尸体了？冰晶白龙张开了满是冰凌的嘴巴，全身的查克拉向嘴巴汇聚，一个蓝色的冰球聚集起来，散发着恐怖的查克拉波动和令人全身血液凝结的极寒。宇智波鼬不再犹豫，发动了飞雷神之术，嗖的从银的面前消失了。银突然失去攻击目标，敌人的突然消失是障眼法吗？是幻术吗？还是分身术、瞬身术、影子分身术？没有了目标，但查克拉积蓄到顶点的忍术无法停止，他必须将忍术释放出去，哪怕只能对着空无一人的大海发射。好在这个忍术不需要瞄准，他的攻击范围极为巨大，只要敌人在其中，就一定会被这个术杀死。银没有过多的纠结，立刻发动了自己最强的忍术冰盾冰封极地。巨龙嘴巴里的蓝色冰球散发的冰金色耀芒猝然暗淡，刺骨的寒意骤然迸发，一抹耀眼的光束对准海面爆射而出。光束的轨迹上，空气中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冰道，在清脆的冰裂声中，星屑般的冰尘如同流雾般掉落。蓝色的光束看起来缓慢前行，但实际上却瞬间击中了大海。光束命中的海面上，海水如同遭到陨石重击，激起冲天的浪涛，爆发出狂猛的气流，恐怖的冲击波在大海上掀起狂浪。但伴随着冲击波的还有恐怖的极寒，冲击波荡起的狂涛来不及落下，就直接被冻结，形成了一道道生动的波浪狂涛立体图景。冲击波在几百米外变成了呼啸的狂风，
极其寒冷的狂风发出凄厉的咆哮，所过之处，万物都会被冻结。这道狂风过后，一切都变了，大海冻结了，天上的云冻结了，空气中的水分也冻结了，甚至连风也都突然消失了。目力可及范围内的大海变成了冰原，所有的一切都冻结了，万物都抹上了一层冰蓝色，在阳光下反射着晶莹的光芒。此时空气中水分凝结的冰渣正在纷纷洒洒的降落，天上白云也因为凝结正在肉眼可见的坠落。茫茫大海之上，竟然出现了一片半径1200米范围的圆形人造的冰原，范围广大到令人啧舌。这是真正的人造天灾。宇智波鼬手持自己的苦无，站在冰封的边缘，轻轻敲碎腿上的冰块。他看着眼前的冰原，感慨道：乖乖，真是了不起的家伙，这个忍术的攻击范围都超过大部分尾兽的尾兽域了。一尾和二尾看到人类忍者制造的场景，他们就应该感到羞愧，可惜这也是天才绝命的一击。被通灵过来的三轮雅士听到了这句话，疑惑地问道：你说他死了喵？宇智波鼬指了指远处的那只冰晶白龙，说道：死了，查克拉的波动全都消失了，你看那个巨大的冰晶造物正在崩溃解体。三轮雅士用爪子在眼前搭起帐篷，仔细地瞭望过去，恰好看到巨大的龙头掉落，在冰原上砸出无数的冰尘。狸花猫惊奇道：还真的死了喵？他为什么要塑造这么大的冰晶造物喵？那么大却用了别的忍术发动了一次攻击，然后就解体了，这不是浪费喵？宇智波鼬否定了三轮雅士的说法，他没有浪费，或者说所有浪费的查克拉都是必须的，而且是有意义的。对我来说，他的思路很有参考的价值。众所周知，忍者都是从细胞中榨取查克拉的，而生命本身存在诸多的限制所，是不可能像机械那样将细胞中所有的查克拉一下子榨取干净。就算是想要拼命对细胞进行破坏性压榨，将细胞直接压榨致死，也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不短的时间。于是营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先把查克拉提取出来，用来制造一个塑形的巨型忍术，塑造一个结构松散的巨大查克拉造物。这个冰晶白龙的作用并不是战斗傀儡，而是查克拉蓄水池，将营持续提取的查克拉积蓄起来。当身体中的查克拉彻底榨干，甚至身体细胞已经开始死亡的时候，他就分解冰晶巨龙，将积蓄的查克拉全部投入最后的忍术中。营成功了，他成功的施展出远超自身忍者等级的巨型忍术，在大海上创造出一座冰原。这可是连40米深的海底都冻结了的真正冰原，不是没有根基随波逐流的冰山，甚至能在整个夏天都不会融化消失的奇观。宇智波鼬带着三轮雅士踏上了冰原，向冰原中心的巨兽残骸走去，看着沿途冻结的各种恐怖景象，感受着越来越恐怖的低温，两位仙人对营的评价不断提高。当靠近到500米的时候，宇智波鼬已经无法忍受脚下的寒冷，他不得不拿出厚厚的木头绑在脚下，以便隔绝低温的侵袭。绑好后木板，宇智波鼬感慨道：如果我当时跑得不够远，就在这个位置遭到忍术冻结的话，恐怕真的会有生命危险。三轮雅士哈出一团白雾，然后用爪子拍散，玩得不亦乐乎。听到宇智波鼬的感慨，他用充满怀疑的目光审视自己的铲屎官，问道：你确定这个温度就能够要你的命？宇智波鼬想了想，回答道：还是有可能的，这么低的温度，至少有1%的概率诱发心肺栓塞，这可是真正的致命威胁。狸花猫他已经习惯了，懒得和这家伙辩论了。别说诱发心肺栓塞的概率，到底有没有1%，就算是引发了又能怎样？宇智波鼬他可不是普通人，他的身体自愈力已经可怕到在心脏上切开个口子都算不上致命伤了。这样非人的体质，什么见鬼的血管栓塞，能要他的命？顶天了也就是脑血栓，会造成他短时间的失能。不过当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走到营的尸体前时，他们一起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同时被冷气冻得牙齿打颤。他们看到了干冰，正在持续凝结不断变大的干冰，像窗花一样在冰面上向上生长着，这意味着温度在零下78.5度以下。宇智波鼬小声地提醒三轮雅士，绝对不能用皮肤碰冰块，连毛发也尽量不要，可能会被直接冻住的。狸花猫连连点头，畏惧地将爪子揣在身体下面。突然他问道：哟，这里怎么还会有水喵？宇智波鼬顺着狸花猫的指引看过去，顿时吓得身体都僵硬了。他指着冰面上的一个小水洼，结结巴巴地说道：这是液化的空气。浅浅水洼中清澈的液体内布满了小气泡，这是正在沸腾。风灵自然能量发动，宇智波鼬轻轻捕捉到一个破裂气泡释放出来的气体，将它送到自己的鼻端一闻，什么味道都没有。但宇智波鼬感到了鼻腔发痒，而且很快就觉得脑子变得清爽，思维摆脱了刚才持续的昏沉感。果然是纯氧，难怪我会觉得这里呼吸困难，原来是氧气已经液化，空气中的含氧量低到缺氧了。轻微沸腾的液氧代表着这里的环境温度是零下183度。宇智波鼬叹气道：到底还是低估了这个忍术的厉害，被这个术直接命中的话，我真的会有生命危险。三轮雅士问道：这个术影级忍者能够用出来的吗？宇智波鼬摇头道：不可能，这已经超出了影级的范畴了。营这个最后的忍术在当今的忍界是无可争议的最强，包括老迈将死的宇智波斑，身体衰弱还在缓缓康复的长门，所谓的完美人柱力不留笔，他们都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发挥出这个水平的力量。宇智波鼬甚至觉得20年后巅峰状态的长门，如果被这个术直接命中，也会毫无挣扎余地的直接死亡。幸亏我掌握了飞雷神之术，一下就跳出了这个术的打击范围。宇智波鼬笑着说道：这个血之一族的天才忍者并没有能够达成他的目的，反而误杀了不少雾隐忍者啊。尽管营提示了雾隐忍者撤退，但总有人心存侥幸，他们鬼鬼祟祟地藏在了海底泥沙礁石下面，或者隐藏在茂密的海草丛林中。这些大聪明此刻都被冻结在了海冰中，
低温让他们陷入昏迷，缓缓地因为窒息而走向死亡。没有人能够拯救他们，这些雾隐忍者被冻结的位置太靠近海底了，在他们死亡之前，没有人能够挖穿40米厚的坚冰。我去收集点这个家伙的血肉，然后咱们就和虎部队会合，去看看敌人的出发点有什么惊喜。你要人家的血肉做什么喵？等到以后掌握了绘图转生，征召这个家伙为我服务，这么难得的天才不能留在净土浪费啊！我记得你说过，想要通过绘图转生得到真正的智慧，就得放开足够的权限，让复苏的灵魂得到全面的自由。这可是被你逼死的敌人，复活了真的有用喵？怎么能没有用呢？是人就有欲望，就有需求，哪怕是死人也不会例外。宇智波鼬想到未来雪之一族全灭的未来，再想到自己会掌握宇智波家族非常有钱的未来，他洋洋得意地说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便做推磨鬼，他会听话为我服务的。银的血肉获取难度很大，他使用的冰晶白龙虽然是个花架子，但在最初他是需要骗过宇智波鼬的，同时也为了能够支撑起巨大的身躯，不至于在积蓄查克拉的过程中就崩溃。巨龙的脑袋和支撑框架的强度绝对是过硬的。就在最初成型的时候，宇智波鼬可是全力攻击郭莹身边的冰晶，虽然能够打得动，但却非常的吃力，而且他破坏的速度比不上冰晶凝结的速度，以至于不得不放弃了。现在宇智波鼬自然是知道自己被骗了，这条冰晶巨龙整体上是个超级冲放电容发炮的花架子，根本没有实际战斗力，唯独包裹莹身体的脑袋部分，冰晶的硬度却是实打实的。好在三轮雅士的仙法纯白利爪兼具切割和高温特性，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挖掘出仅容一条手臂探入的通道。宇智波鼬小心翼翼地取得了足够分量的血肉，然后在莹的尸体上打下2个燃烧金色火焰的拳印，补齐了9拳的数量，将尸体点燃，迅速焚烧成一捧灰烬。他甚至操纵风铃，仔细地翻捡了白色的骨灰，确保其中没有遗漏的宝物，这才带着三轮雅士离开了冰原。宇智波与找到雾隐忍者的出发点时，提前撤退的虎部队早已全灭了雾隐忍者，占领了这个无人的岛屿。经过检查，宇智波们发现岛上有6座深埋在地下的大仓库，其中装满了粮食、冰凉丸、生血丸、止血绷带、纱布等补给物资，最多的还是武器装备。其中一个大型仓库中就清点出2万柄忍刀和16.5万枚苦无，至于更小的手里剑、铅本之类的，根本没法计算。宇智波鼬笑的脸都开花了，开玩笑的问道：没法计算也总得有个数吧？宇智波中道翻了翻手上的一叠记录，回答道：现在只能说我们清点出15500箱手里剑，9800箱铅本。宇智波鼬看了看半人高的大木箱，接受了不能计数的说法。苦无和忍刀体型足够大，价值也足够高，所以配有专用的苦无架和忍刀架都是10件封装在一起，每个箱子里的数量是固定的，所以很好统计。但手里剑和铅本就没数了，不但成扎成捆的没有固定数量，放在箱子里后更是没个准。虎部队的这些宇智波没有能力清点。宇智波鼬又问道：起爆符有没有发现？中道撇嘴回答道：有的，但只有227张，还不够我们每人分1张的。宇智波鼬遗憾地说道：好吧，也不是不能理解，雾隐村几乎没有善于火遁的忍者，制作起爆符的能力约等于0，这些估计都是从其他忍村购买的，能有200张已经是很好了。将6个地下仓库都转了一遍，看到堆积如山的物资，宇智波鼬和所有人都笑开了花。因为现在是战争期间，兵器的价值相当高，这些武器的价格也相当哇塞。根据猫城堡的报价，忍刀的单价已经涨到了11500两，苦无单价1600两。大批量铸造的手里剑很便宜，单价只有145两，而铅本更便宜，一根的价值20两，3根才能购买1碗拉面。按照手里剑平均每箱300枚，铅本每箱750根的数量估算，这些武器的总价值为13亿1500万两，差不多是37.5个阿斯玛。发财了，发财了！宇智波鼬仅仅是粗略地计算了武器的价值，巨大的数字带来的幸福感瞬间爆棚。就算是1以下的零头，都比自己这几个月在虎部队身上花的钱多。宇智波家族复兴基金可以说是翻倍的增长了。而且这里有6个地下大仓库，武器不过是塞满了2个仓库，另外还有4个辎重、粮食、药品的仓库呢。虽然除了药品，其他的物资价值都没有武器高，但也是不容小觑的。宇智波鼬估计，这一次的收获如果全部变卖，总价值应该超过25亿两。雾隐村2年的财政结余都达不到这个数字。杀人放火金腰带啊，自己血赚了，而雾隐村绝对是亏得底掉。最后这个念头浮现出来后，宇智波鼬的笑容慢慢消失了。他开始催促虎部队加快收集和搬运的速度。他还让三轮雅士回了一趟猫城堡，动员忍猫们帮忙搬运，而且他让忍猫们直接将物资搬到猫城堡去。宇智波鼬甚至说，东西先都搬过去，然后再慢慢的统计数量，钱也可以过几个月再结算。作为空座隧道守卫的忍猫日奈也被拉来帮忙了。这只多嘴多舌的忍猫听到宇智波鼬的话，哈哈笑着说道：鼬大人，您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宇智波鼬笑着回答道：这批武器量太大了，猫城堡肯定是没有钱直接结算的，当然要还几个月再说了。他看向蹲在三轮雅士身边，认真在卷轴上记录运输数量的小梨花猫，确认的询问道：我说的对？爸，古田猫。小梨花古田猫认真的记下最新的箱子数量，然后才奶声奶气的回答道：是的喵，猫城堡的钱不够喵，婆婆手里只有喵呜呜。捂住妹妹的嘴巴，三轮雅士教训道：笨蛋喵，具体多少钱是猫城堡的秘密喵，猫婆婆没有跟你说过不能对别人说喵。小梨花猫大大的眼睛中满是清澈的愚蠢，她想了想才回答道：好像婆婆是说过的喵，那我不告诉你们喵。惊呆了的日奈苦笑道：本来也没有问具体的数字喵。他又看了看小梨花，嘀咕道：古田猫妹妹这么笨，
不会算错账本吧？这只嘴贱的忍猫声音可不小，自然被三轮雅士听到了。他毫不客气地吼道：“还不是你们这些笨蛋，个个都是整天的打架斗嘴，连10以上的加减法都算不好。”猫婆婆没有办法，才让古田猫帮忙算账。她才2岁喵。日奈被骂得脑袋一缩，土赶紧扛着箱子跑开了。日奈和田火这批忍猫也都是4岁，只比三轮雅士小1个月，但却从小被三轮雅士欺负。甚至他们这一代忍猫中，三轮雅士并不是年龄最大的忍猫，但却是毫无争议的大姐头。当大梨花猫一吼，年轻的忍猫们就会下意识地缩脖子加尾巴，然后加快手上的工作速度。很显然，忍猫之间早就形成了梨花猫姐姐对种弟弟的血脉压制。赶跑了多嘴的日奈，三轮雅士好奇地问道：“哟，你这次似乎非常着急喵？”宇智波鼬回答道：“我看了这个岛上的仓库，年代久远，库存量巨大，这不是临时使用的仓库，而是使用了至少20年的仓库，再加上仓库中忍村级别的存货量，我敢断定，这绝不是供给500名忍者物资的临时仓库，而是支持整个雾隐村行动的战略仓库。难怪会有这么多的武器和武器喵，原来是整个雾隐村的储备喵。嘿嘿，这样的重要仓库，哪怕我们杀光了所有的雾隐忍者守卫，也是做不到保密的。雾隐村肯定有定时联系的警戒机制，只要时间到了，雾隐村的4代水影就会知道出事了，然后他们就会大举来援喵。那当然，这么多的东西，不知道花多少钱才买来的。如果你知道家里的仓库进小偷了，难道不会着急上火吗？”宇智波鼬夸张地捂住了自己的心脏，开玩笑道：“如果我是4代水影，听到这个仓库出事了，绝对会心疼的要死。所以我们要动作做快喵。”“是啊，如果雾隐忍者大举来攻，尤其是4代水影带队前来的话，我和虎部队可吃不住劲，只能撒丫子跑路。”宇智波鼬看了看热闹的搬运场景，感慨道：“进了宝山却不能搬空它，就该轮到我心疼的要死了。”三轮雅士被铲屎官逗得喵喵笑起来。宇智波鼬猜想的不错，您的攻击因为时间紧，就直接安排他在雾隐村多年的前线仓储基地集结。雾隐忍者们武装之后，直接向虎部队发起了进攻，整个过程中都没有人想到要做什么遮掩，这是他们思维的惯性所导致的。这个岛成为雾隐村的仓储基地，已经有足足20年的历史了，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危险，甚至没有敌人靠近到500公里。整整1代人，历经2次战争，仓储基地都没有出现过1次险情。长时间的平安无事，守卫的工作自然就不受重视。这个岛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雾隐村内斗失败者的流放地。那些几乎被灭族的忍族孩子，还有斗争失败却侥幸未死的政客，就是仓库守卫部队的成员。虎部队的宇智波们从战斗中撤退，按照计划顺着雾隐忍者的行进方向摸过来时，守卫忍者竟然没有发出警报。战斗爆发的时候，宇智波们惊讶地发现，守卫的雾隐忍者中竟然有60岁的老忍者，而且不止一个。雾隐忍者中除了老头，就是10几岁半大孩子，甚至还有6到8岁的孩子，比虎部队的童子军还要小。这样的雾隐忍者当然没有什么战斗力。虎部队第3中队派遣2个分队，简单的发动一次冲锋，就全灭了这支守卫。宇智波们甚至都没有杀几个人，而是俘虏了绝大多数。但是宇智波鼬也猜错了一点，那就是雾隐村的管理混乱超乎想象，如此重要的仓库竟然被他占领了3天，雾隐村竟然毫无察觉。直到那些从战场上逃跑的雾隐忍者，尤其是血之一族的忍者绕道回到雾隐村，4代水影特意派出了暗部调查时，这些暗部才发现这座岛屿出了问题。要知道，这个岛距离雾隐村直线距离才400公里，就在水之国的领土内，就在雾隐忍者巡逻的路径上。宇智波鼬都无法想象，雾隐村的4代水影得知情报后，会不会直接被气死。狗菊史仓非常庆幸自己足够的年轻，就算是气得青筋暴突，他也没有突发脑溢血之类的重病，也就是气得眼前发黑，头脑发胀而已。倒是袁师得知消息后，面色如常的继续喝茶，手指头都不带抖动的。他是初代水影时代的老家伙，在雾隐村持续不断的衰落中，不知道遭遇到了多少让人发狂的事件，早已历练得心如磐石，八风不动。他喝了2口茶，安慰4代水影道：“4代，请不要生气了，这不过是件小事。”狗菊史仓苦笑着坐了下来，带着几分抱怨的说道：“袁师大人，您老人家可真是沉得住气，这可是我们的老仓库10几亿两的损失，最重要的是还有银河血之一族的损失。哎，或许应该是我跟着去一趟的。”听到4代说到银，袁师终于忍不住叹气道：“银这孩子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他会出事真是让我想不到的。”狗菊史仓又是悲伤又是疑惑的说道：“银带领的血之一族，他们的联合忍术绝对不比我印象中的爆破部队差，怎么会一下子就被打得全军覆没呢？究竟是木叶村的虎部队太强，还是我们雾隐村已经落后太多了呢？”袁师道：“大概是都有吧。”狗菊史仓沉默了一会，还是下定了决心。他说道：“不能让其他人去处理虎部队的事情了，他们的力量太危险了，对我们雾隐村造成的威胁太大，我要亲自去看一看。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直接杀掉他们。”袁师问道：“4代大人，你打算带谁去呢？”狗菊史仓回答道：“我会带着赵美上人、辉夜吉上人、鬼灯龙月上人，还有……”想了好大一会，狗菊史仓才苦笑道：“我实在没有人可以选了，雾隐村如今真的是人才凋零啊。”袁师点点头，说道：“是，所以忍刀7人众计划迫在眉睫，希望通过这个计划，能够从广大的雾隐忍者中选拔出来一批优秀的上人。”接着，袁师笑着说道：“不过我有一个好消息，3尾人助力封印初步成功了，我们有了第1个人助力，4代大人可以带上他。”狗菊史仓大喜，开心地问道：“人助力实验成功了？新的人助力是谁？”袁师乐呵呵地回答道：“人助力是大西公平上人，不过封印还不算是完全的成功。大西公平能够使用3尾的查克拉，但他不能解封3尾的力量。”狗菊史仓欣喜地说道：“
好好好，太好了，能够使用尾兽的查克拉就足够了，至少能够让上忍发挥出巨大的力量，在攻击力上说不定比我都要强大了。元石点头说道：“4代您想的太夸张了，大西公平施展的忍术威力还不够大，但他能无限的使用忍术，应该能够帮得到您了。”狗局史仓略微皱眉，随即舒展开来，他笑着说道：“是我太心急了，但是现在也能够帮上忙了，我就带着他们和暗部去查看一下情况。”木叶的虎部队深入水之国数百公里，竟然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能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雾隐村为之骄傲的大海天堑就要不复存在了。要是虎部队完好无损的跑掉了，木叶忍者就会肆无忌惮入侵水之国，雾隐村微辣将会永无宁日。元石站了起来，赞同道：“4代水影大人说的对，我们雾隐村衰落了这么多年，却能够依然是忍界5大忍村之一，最大的优势就是大海天堑，这是保护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绝对不能出现问题。4代大人，哪怕是付出巨大的代价，哪怕是付出人助力大西公平的生命，也要消灭木叶忍者，让他们想起大海就心惊胆战。”就在雾隐村积极动员的时候，木叶忍军的指挥官大蛇丸早已完成了小范围的动员，带着援军即将进入水之国的境内。2天前接到宇智波鼬的求援，大蛇丸第一时间就判断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重创雾隐村的机会，甚至是比4个月前久保田村更好的机会。虎部队遭到雾隐忍者攻击，这些宇智波不但打崩了敌人，还一口气反击到了水之国境内，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岛屿。这是雾隐村无法容忍的，只要雾隐村还有一点力量，就会倾尽全力发动反击，试图将虎部队消灭在水之国境内。大蛇丸非常认同宇智波鼬的分析，雾隐村能够组织起对外的攻击，代表着他们已经确定了4代水影。尽管大蛇丸现在还不知道4代水影是谁，但他知道4代水影一定会出现在围剿虎部队的战场上。只要能够抓住机会，干掉雾隐村内斗4个月才选出来的4代水影，雾隐村的局面就会彻底崩盘。就算是不能干掉水影，只要重伤了他，雾隐村至少也要萎靡上2年。这可是大把大把的功勋啊！与宇智波鼬建立功勋得到的只有口头上的好处不同，大蛇丸得到功勋好处就是实打实的，甚至他的部下中晋升几个上忍都不是不可能的。但即将到手的功勋也让大蛇丸犯难了。雾隐村人才凋零，4代水影连4个强力上忍都跳不出来。而大蛇丸头疼的是，自己麾下有60多位上忍，资深中忍超过1000位，他该带谁去水之国呢？上忍是拿来撑场子的，中忍是用来刷功勋的，但刷功勋也不能选择弱鸡去。不管怎么说，战场就是战场，就算是己方的局面再好看，那些实力不够，而且脑子也不清楚的家伙，就是会死在战场上。比如说之前那个日向宗家带着2个上忍保镖跑来刷功勋，大蛇丸为了和日向家族交好，对这个纨绔子弟百般保护，直到木叶忍军已经将雾隐忍军打得全军崩溃了，他才让拥有2位上忍的3人小队自由行动。大蛇丸万万没有想到，日向宗家居然敢去阻截雾隐溃兵。第一次忍界大战后，忍者学校的教材上都在讲述归师乌恶的道理，可惜这位日向宗家就是不知道，最终把自己葬送在混乱的战场上，甚至连白眼都丢了一只。而那个用自己的眼睛偷换，拼命抢回来一只白眼的日向分家，据说遭到了宗家的质疑，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处罚。大蛇丸和日向家族的关系都因此紧张了许多。所以说，领袖可没有那么好当，认真了解部下的一切，合理的分配任务和资源，是大蛇丸时刻都要考虑的大问题。他不仅仅要让合适的忍者承担合适的任务，让强者做出足够的贡献，获得足够的功勋和荣誉，他还得注意不能分配给强者的过多，避免出现个别部下过于突出的情况，以免引起部下之间的嫉妒，保持自己部下之间的权力和威望的平衡。同时，有女、犬种、奈良、山中、秋道、元飞、志村这几个家族之间的平衡，也是大蛇丸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所以大蛇丸才会这么的忙，3代火影元飞日展才会更忙，甚至忙得脚不沾地，却没有时间做什么具体工作。让大蛇丸不爽的是，3代火影居然还给他上了难度。他把木叶第一次头木叶白牙的儿子忍奇木卡卡西给送到汤之国了。不仅如此，3代火影还暗示让卡卡西尽量获得更多的功勋，为3代火影的破格提拔做好准备。真是想起来就让人头疼。大蛇丸在跨过水之国便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起来安排卡卡西时的困难，于是他特意瞥了一眼奇木卡卡西。此时的奇木卡卡西刚满10岁，身高还不到1.4米，小白毛混在人群中，正在全力以赴地奔跑。为了跟上这些资深中忍和上忍，他已经拼尽了全力，就算是蒙着脸，大蛇丸也能看出来他脸色苍白，显然是体力已经不足，全靠意志在坚持着。与自来也不同，大蛇丸不喜欢自己的部下实力不足就拿意志来凑，他更喜欢能够从容淡定完成任务的部下。坚定的意志当然不是坏事，但坚强和搞不清自己的分量是两回事，尤其是在集体任务中，硬撑着去执行自己力不从心的任务，是对同伴的生命不负责，是对集体利益的重大威胁。大蛇丸对奇木卡卡西的负面印象忽然间加深了好几倍，他决定完成这个任务后，就把卡卡西踢回木叶村去。功勋他会给卡卡西，任务记录也没有问题，但卡卡西想做自己的部下，那是想都不要想的。3代火影坚持也没有用，他大蛇丸要的部下是能够给他提供强力支持，成为他大蛇丸羽翼的优秀忍者。哪怕是实力太强，能够威胁到他的忍者，大蛇丸也有足够的度量接纳他，并且有信心让他心悦诚服地服从自己。这就是冷军大蛇丸的自信心。突然，海面上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个人，他身穿毫无特色的灰蓝色大衣，没有忍者护额，没有家族徽章，微笑着迎接木叶忍者的到来。大蛇丸笑了，这个忍者就很对他的胃口，也是他目前最希望能够折服的目标。宇智波鼬仔细观察300多名木叶忍者组成的援军，很快就确认其中有34名上忍
271名身穿马甲的资深中忍，没有下人。他很满意大蛇丸带来的援军，有了这批精锐，就能彻底抵消雾影忍者的上忍优势。而亲自带队的大蛇丸绝对能够击败还不是人助力的狗菊史仓。宇智波优发现这一战他有了 95% 的胜算，顿时觉得心满意足。好久没有打这么有把握的战斗了，这种胜券在握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大蛇丸金色的蛇瞳一宽，他抓住了宇智波优志得意满的笑容，也看到了黑色瞳孔中射出来的绝对自信。虽然两人接触的次数很少，但大蛇丸对这个他最欣赏也最为忌惮的宇智波了解很深。通过这些细节，他就明白这家伙对于接下来的战斗有了绝对的把握。大蛇丸的心里咯噔一下，满脑子都是一个问题：凭什么忍者个人间的战斗，只要实力不是天差地别，决定胜负的第一要素是情报。忍者群体之间的战斗，情报这个因素的影响力直接上升到决定性的程度。宇智波优能够对尚未发生战斗有绝对的把握，只能说明他对敌我双方的情报了如指掌，因此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所以凭什么大蛇丸都不知道4代水影是谁，而他宇智波优却能够知道这个关键的情报？难道这家伙在雾影村内有情报来源？不可能的。大蛇丸马上就排除了这个可能性，随后他将自己的怀疑深深地埋到心底，微笑着对迎接上来的宇智波优说道：居然跑到这里迎接我们，是出了什么变化吗？宇智波优惊讶地赞叹道：真不愧是大蛇丸大人，您猜得真准。雾影村的忍者已经出发了，这支忍者部队只有1500名忍者，却是4代水影带队，还发现了鬼灯家族的忍者和辉夜家族的忍者。大蛇丸好奇地问道：你亲眼看到了4代水影是谁？宇智波优不好意思回答道：不是我发现的，是三轮雅世仙人发现的，他对我描述了4代水影的特征，我很确定他是3代水影的弟子勾菊史仓。大蛇丸恍然，如果是狗菊史仓，的确是远远看一眼就能确认他的身份。明明年过30，却一副少年的样子，特别显眼的绿色头发以及带钩珊瑚杖上装饰的花朵，都是十分明显的独一无二的特征。这位影级忍者的特征实在是太独特了，到今天都没有被人弄死，证明他的实力是很硬的。宇智波优略显紧张地问道：大蛇丸大人，您能对付得了4代水影吗？大蛇丸回答道：宇智波优，虽然都是影，但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是很大的，3代雷影我肯定打不赢，但狗菊史仓成了4代水影，他也不是我的对手。但是大蛇丸看着装模作样的宇智波，戏谑地笑道：你是不是得帮我对付鬼灯龙月和辉夜吉呢？毕竟我一个人对付3个影级忍者也会非常吃力的。宇智波优尴尬地笑了，说道：您又开我的玩笑了。他装着紧张，是想利用木叶忍者们的注视，让大蛇丸说出鼓励士气的策略，承担更多的战斗任务。结果大蛇丸全然不要脸，竟然反过来请求宇智波优的帮助，将他架在火上烤。宇智波小狐狸自己不要脸，居然想用面子拿捏我，这条蛇也太不要脸了，真难搞。确认对方是特别狡猾还不要脸的，两人就不再掩饰自己。大蛇丸举起右手，伸出了食指，意思是你得接下来一个。宇智波优微笑着点头，表示没有问题。无声地谈妥了条件，大蛇丸便开始询问战斗计划的细节。我们是不是等一会再过去，好打雾影一个措手不及？不，我建议大蛇丸大人带着援军向南绕行20公里，从东面兜住雾影忍者的队伍。虎部队正面顶得住，20分钟没有问题。大蛇丸略一思考，就同意了这个战斗计划。对于宇智波优主动承担最难的任务，他表示很满意。那就辛苦虎部队承担重任，辛苦你了，这是我们宇智波一族的荣耀。大蛇丸不再多说什么，他回过头来，将手一挥，带着木叶忍者就转向了南方。但是他居然特意留下了一个中忍奇木卡卡西。宇智波优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白毛。当他注意到奇木卡卡西的脸色苍白如纸，小腿肚子正在颤抖的状态，顿时像吃了大便一样恶心。该死的臭蛇，怎么把这个累赘丢给我了？有他在，我怎么用飞雷神之术回去？宇智波优当然不能将卡卡西丢在原地，战斗即将打响，也不能任由这家伙耽误时间，他只好顺身过去，一把揪住卡卡西的后脖梗，然后全力奔跑起来。奇木卡卡西本来就累得够呛，猝不及防的被人掐住了脖子后，他的身体就完全失控，没有办法做出任何挣扎的动作，只能任由对方拎着自己前进。很快卡卡西就发现这个陌生的忍者奔跑的速度极快，起码是自己的3倍，而且他还不断的通过瞬身术向前突进，速度更是变得飞快。因为缺少参照物，卡卡西没有办法准确的估计出每次瞬身的距离，但他猜测此时的速度可能达到了自己奔跑速度的5倍以上。因为高速带来的新鲜海风猛烈的吹在卡卡西的脸上，让他呼吸困难，眼睛哪怕是勉强睁开一条线，眼泪就忍不住的流了出来。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高速，最少是自己的5倍。仅仅是奔跑，奇木卡卡西就清楚的明白，这名忍者的实力远超自己。忍者慕强的本能发作，让他被人当作累赘的不甘和委屈全部消失。宇智波优抓着奇木卡卡西的脖梗，不知道为什么能够通过他的血液流动感受到这家伙的心情变化。不过宇智波优对卡卡西的想法毫不关心，在他的未来规划中没有卡卡西的存在，只要他活着，奇木卡卡西就不会得到带土的血轮眼，不会因此和宇智波家族扯上关系。既然没有关系，宇智波优也就不愿意和奇木卡卡西有什么交流。他其实是非常懒的家伙，如今有了充足的力量自立，就不愿意和没有价值的人建立关系。回到了岛屿上，宇智波优将卡卡西丢给了童子军的负责人宇智波中道，说道：你带着这家伙和孩子们一起撤退吧。卡卡西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他开始激烈的反抗起来。不，我是木叶中忍，我不能撤退，我要战斗。宇智波中道将手按在豆丁中忍脑袋上，却发现自己还真有点压制不住他，
这个孩子确实有中忍的实力。这让中道忍不住抬头看向了宇智波鼬，问道：“优大哥，这小子还真是个中忍，真的要带着他撤退吗？”废话。宇智波鼬弯下腰，紧紧地盯着奇木卡卡西，冷冷地说道：“我们是宇智波家族的虎部队，是最讲究战术和纪律的战斗部队。你的实力或许比我的队员更强，但未经训练的你加入战斗，只能扰乱虎部队的战斗节奏，成为导致我们战败的致命弱点。老老实实听命撤退，我就允许你和童子军第3中队一起，在合适的时间加入战斗。否则，我现在就催眠你，让你彻底错过这场战斗。”宇智波鼬不容置疑的语气勾起了奇木卡卡西路上的慕强心态，莫名的就让他的心安定了下来。卡卡西喘着粗气，停止了挣扎和单抗，小声的回应道：“是。”随着作为预备役的第3中队、垃圾桶的后勤中队、未成年的童子军撤退，虎部队的第1、第2中队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此时这2个中队已经恢复了满编，之前战斗的损失都从第3中队抽调忍者补齐，伤员也交给了后勤中队照顾，可以说是毫无负担，战力满满。宇智波鼬非常相信这178名忍者的战斗意志，他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句：“这一战，我们的对手是雾隐村的4代水影。”出发！宇智波鼬一马当先，2个中队展开战斗队形，跟在他身后的2翼向着雾隐忍者来的方向迎了上去。没有走多远，宇智波们就已经看到了海天交界处，代表了雾隐忍者的浓雾正在滚滚而来。嘟嘟嘟，响亮的铜哨声响起。宇智波鼬并不是发布命令，而是询问虎部队的宇智波们是否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滴滴滴，这是2位中队长将宇智波鼬的询问向自己的部下发出的询问哨声。咻咻咻，接着是10位分队队长如法操作，询问自己指挥的4个小队，然后小队长各自吹响回应的哨声，确认自己的小队做好了战斗准备。随着应哨来回传递，大海上的铜哨声响成了一片，在外人听来杂乱无章的哨声，让宇智波鼬准确地掌握了虎部队的情况。虎部队的哨声传递得很远，甚至连雾隐忍者们也都听到了。其中有些雾隐忍者经历过4个月前战斗，也有些经历过3天前的战斗。他们在听到铜哨声的时候，痛苦的战败回忆就被勾了起来，心情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他们努力地通过吞咽口水等方式，试图抑制自己的紧张情绪。但随着双方距离快速接近，铜哨声越来越刺耳，也变得越来越繁杂。这些雾隐忍者的努力失败了，他们的紧张情绪甚至开始感染到没有经历失败的雾隐忍者。4代水银狗菊史仓脸色铁青，他身边的辉夜吉满脸凝重，年轻的鬼灯龙月更是无比错愕。他们从未想过尖锐的哨声居然会拥有如此大的威慑力。双方还没有正式接触，雾隐忍者的士气就在哨声中遭到严重的打击。4代水银狗菊史仓突然停下脚步，双手快速结印，化作一片虚影，身上更是爆发出一阵强大至极的查克拉。4代水影突然爆发，强大的查克拉波动让雾隐忍者们心神震动，终于摆脱了虎部队铜哨声带来的精神干扰。远处的宇智波鼬不由得惊疑出声：“咦，我的音波幻术被驱散了，不愧是4代水影，很能干的吗？”狗菊史仓的查克拉提炼凝聚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强大的查克拉环绕着他纤细的身体周围，散发着强大的威压。他双手合十，施展了准备好的忍术。水遁，大爆水冲波。从狗菊史仓的嘴中，劈炼般的水柱喷吐出来，水柱离开的越远，水量就越大，最后在10几米外变成了滔天巨浪。狂暴的海啸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浪涛峰顶白沫飞舞，遮天蔽日的洪水宛如末日降临，向着虎部队的方向奔涌而去。雾隐忍者们看到自己的影大展雄威，一个忍术就制造出恐怖如斯的海啸，顿时士气爆棚，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雾隐忍者最擅长的当然是水遁，其中有不少忍者掌握了水遁、大爆水冲波。他们欢呼着走到4代水影的身后，站成一排，同时施展忍术。一道道不那么巨大的波浪后发先至的汇入了滔天巨浪中，将海啸的高度不断推得更高。雾隐忍者的欢呼声更大了，他们都觉得这恐怖的海啸横扫过去，敌人就会被狂涛巨浪碾为齑粉。大爆水冲波原本是用来将平地改造成湖泊的可怕水遁，由拥有庞大查克拉量的忍者发动，威力更是强大到能够暂时将沙漠转化成波涛。对雾隐村的忍者们而言，水遁就是他们的骄傲和象征。发动大爆水冲波，除了杀敌，还能将战斗领域化为他们最擅长的环境，可谓一举多得。不过水遁忍术最大的问题就是杀伤力不足，除了2代火影的几个术，都是依靠巨大的水量获得足够的威力。即便有了足够的水量，也很难直接造成忍者的死亡，通常只能打乱忍者的队形，消耗敌人的体力，改变战场的环境。在大海这个水遁最大的主场，雾隐忍者发动大爆水冲波就不一样了，不但使用忍术时的消耗大大降低，而且不用将宝贵的力量消耗在改造环境上，甚至能从大海中获取巨大的增幅，凭空增加5成的忍术威力。而且水遁天然具有融合叠加的特性，雾隐忍者使用水遁忍术并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甚至不需要联合施展忍术。当4代水影使用了强大的大爆水冲波之后，其他的雾隐忍者只要顺着水影的忍术攻击方向施展相同的水遁忍术，就能让自己的忍术叠加进去，壮大水影的水遁忍术规模和威力。当300多名忍者陆续加入其中后，就创造出震慑人心的巨大海啸，几乎可以扑杀任何敌人。宇智波鼬眼看巨大的海啸，深深为之震撼。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大海是雾隐忍者的主场了。他们在大海上战斗的时候，环境能够让他们自然达成联合忍术的效果，实在是太逆天了。难怪大蛇丸不等到雾隐忍军崩溃，就坚决不发动反击，原来是害怕反击到大海上就会遭到雾隐忍者的反扑。也难怪3代雷影只带几个忍者去偷袭，在大海上带的人越多，越容易在雾隐的攻击中遭殃。区1000人规模的雾隐忍者就能发动海啸，
这样的恐怖水遁面前，也只有上人以上的忍者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宇智波优看着海啸，满心都是惊叹。自从云影和木叶联手把雾隐忍军打崩，雾隐村是真的迎来了新生。时隔4个月，自己带着虎部队在3天之内打2波雾隐忍者，居然全都遭到巨型忍术攻击。如果4个月前的雾隐忍者有这水平，就算久保田村有巨洞，但一个巨洞的泄水能力都不足以抵挡这样的海啸攻击，虎部队绝对要伤亡惨重。今天的虎部队也是没有办法应对如此规模的海啸，但这不是虎部队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是木叶村的问题。如果不是3代火影心存龌龊，如果不是自己缠巨型章鱼的腿，享受安逸的海岛住房生活，虎部队的宇智波就不应该在海上迎击雾隐忍者。让善于火遁攻击的宇智波忍者在大海上对抗善于水遁的雾隐忍者，他们应付不了是必然的。不过宇智波优面对这巨型海啸没有害怕，他甚至是相当释然的笑了。他在战前计算出来的胜率 95%， 怎么可能会没有想到海啸攻击呢？宇智波优感到释然的是，搞定这个巨大海啸，再搞定4代水影，自己的名声肯定是会一飞冲天，就算是有了大蛇丸的帮助也控制不住。既然控制不住，大蛇丸绝不会费劲控制，3代火影会在第一时间得知宇智波优的情报，然后会做出他特有的反应。宇智波优必然会离开汤之国，离开虎部队，返回木叶村待机雪藏。宇智波优突然一笑，敌人和海啸还没有干掉，自己在胡思乱想什么呢？他将铜哨塞进嘴里，吹出了准备奉仙火之术的命令，同时双手结印，同时从身体细胞中抽取海量的土遁查克。被攻击命令震惊的宇智波们咬牙结印提取查克拉的时候，突然感受到了巨大的查克拉波动，他们这才发现自己的优大哥竟然拥有如此巨大的查克拉量。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优大哥的查克拉？太不可思议了！别说我们宇智波，就是千手一族和漩涡一族，能有这么大的查克拉量吗？漩涡一族，对了，程树，你和漩涡九星奈是同学，你觉得他有优大哥这么多的查克拉吗？我记得漩涡九星奈的查克拉量没有这么大。死！你们说优大哥逼着我们打磨体能，提炼查克拉，静心强精神，会不会就是为了获得这样的查拉量？我明白了，是百炼断体法、循环提炼法、静心断魂法。6道仙人在上，我们错过了什么？我发誓，我再也不偷懒了，我一定要得到这样的力量。我也是，俺也一样。巨大的查克拉量实在是太惊人了，震得宇智波们人都麻了。等到分辨出是土遁查克拉的时候，弟弟们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了。那是宇智波优大哥，他那么强大，掌握土遁又怎么了？不做出任何掩饰的宇智波优发散出的查克拉波动，就像夜空中的明月一样明亮。哪怕是隔着水遁制造的巨大海啸，雾隐忍者们也都全感受到了恐怖的波动。4代水影吃惊极了，他忍不住问道：宇智波一族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巨大的查克拉量？没有人回答4代水影的话，雾隐忍者们都被惊呆了。辉夜吉和鬼灯龙月比水影更吃惊，两人都是一样的目瞪口呆，心里都在计算自己能不能对抗这股查克拉的主人，根本就没有听到水影的问题。只有人助力大西公平十分的无所谓，他早已习惯了体内的3尾的查克拉量，那是更加庞大且更加邪恶的查克拉。他甚至充满兴趣的笑了，对4代水影提出了要求：水影大人，这个家伙就交给我来对付吧，我会让他知道忍者的查克拉终究是不能和尾兽相比的。狗菊史仓听到他的话，眼睛就是一亮。对啊，自己不应该被这股查克拉波动吓到，查克拉量从来不是实力的唯一标准，就算是，那也是自己身边的人助力更强。他哈哈大笑道：好啊，大西公平上人，这个宇智波就交给你了。狗菊史仓看了看身后失魂落魄的雾隐忍者，又笑着说道：不如你现在就正式亮相吧，让宇智波和我们的忍者都知道我们比他们更强。大西公平兴奋地回答道：您说的太好了，这就是我希望做的。雾隐村第一个人助力轻轻地触动了身体的封印，满满邪恶的气息从他的身体中散发出来，伴随着这股气息，庞大到无法言表的查克拉汹涌喷出，压得海面都出现了轻微的凹陷。大西公平满脸狰狞，脸皮鲜红如血，光溜溜的脑袋上青筋暴突，似乎有什么怪物在他体内挣扎着，试图逃脱。随着恐怖的查克拉泄露的越来越多，不知不觉阴云也笼盖在大海上方，凝重的空气越发冰寒刺骨，温度正在明显下降。血之一族的忍者都忍不住看了过去，他们无比的确信这股查克拉就是冰盾。更远的地方，正在小心翼翼靠近的大蛇丸举起了右手，示意木叶援军停止前进，然后闭上眼睛，仔细地感知前方的查克拉气息，口中啧啧称奇：哼，我就知道宇智波小子会隐藏，但我可想不到他能有这么大的查克拉量，这可是超过了我和老师。很奇怪啊，这小子怎么不隐藏了呢？他不是很担心被老师发现，然后把他弄回村子里困住吗？很快，大蛇丸就感受到了一股更加庞大且令人惊悸的查克拉，他马上判断出那是尾兽的查克拉。于是大蛇丸的疑惑解除了，他冷笑道：原来是这样，是尾兽查克拉，雾隐村也搞出来人助力了吗？难怪宇智波小子不敢继续隐藏，他这是察觉到危险了。呵呵，雾隐忍者要倒霉了。大蛇丸回过头来命令道：继续前进，注意速度不要太快。他将木叶忍者的前进速度降低了一半，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前方的气息变化，评估着最佳的入场时机。大蛇丸一点都不担心虎部队会战败，也许雾隐忍者的水遁会让宇智波们损失巨大，但只要宇智波优在那里，就不会有失败的危险。在他的印象中，宇智波优虽然总是藏来藏去的，但只要逼急了他，就会遭到这家伙不顾一切的反扑。甚至同属木叶村的根部忍者，宇智波优杀起来都不带犹豫的。最重要的是，大蛇丸发现宇智波优察觉危险后，是主动设下陷阱，埋伏了对他不怀好意的根部忍者。
宇智波优表现出来的心性和决断，让大蛇丸对他充满了忌惮，同时也充满了信心。大蛇丸甚至想到，宇智波富岳如果有这样的性格，自己的老师猿飞日斩绝对不敢对宇智波有什么心思。三代火影甚至会死死地摁住志村团藏，避免因为他的冲动破坏了村子里安定团结的大局。毕竟三代总是优先处理老实的一方，放纵会闹的一方，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大蛇丸之前对火影之位毫无兴趣，对这些事懒得管，现在被宇智波优刺激的要当火影，还是懒得劝自己的老师。当固执的老头犯错，又岂是用道理就说服的？大蛇丸知道，最好的办法是等自己上位，借助火影交接这个最大的人事变动，按照自己的行事风格处理相关事件。只需要处理几次闹事的刺头，村子里自然就会完成规则变更。这可比和老师对着干好多了。大蛇丸就是希望宇智波优回村后能够老老实实的忍耐，或者三代火影不要把这小子逼到绝路，大家都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直到大蛇丸自己上位。咦，大蛇丸在尾兽查克拉的干扰中，终于分辨出来宇智波优释放的查克拉竟然是土遁查克拉。这小子翻开的第一张牌是巨量的查克拉量，第二张牌居然是土遁，宇智波一族居然开发出了土遁查克拉。这小子好大方啊，今天翻开的牌有点多。我怎么觉得宇智波优是在对我说，我不装了，摊牌了，我实力超强的？不对，这小子一定还开发了雷遁。雷遁在宇智波一族的忍者中很普及，不可能没有开发出来。风遁一定也开发出来了。对于宇智波来说，开发风遁的难度起码比开发土遁轻松10倍。不得不说，大蛇丸猜查克拉的开发顺序几乎全都错了，但他对宇智波优已经掌握的遁术猜测确实是非常的准确。他对宇智波优的信心更强了，掌握至少4种遁术，意味着不管对手用出什么类型的忍术，宇智波优都能用克制对方的遁术打回去，在战斗中占尽便宜。于是木叶忍者们的速度就更慢了。宇智波优不知道大蛇丸一通胡思乱想后，做出了推迟支援的决定，否则他一定会骂人。不过也有可能不会骂人，因为他终于做出了决定，不装了，摊牌了，来看看我的实力吧。强大的土遁查克拉宣泄出来后，他双手合十，发出啪的一声响，忍术就被激发了。土遁岩土裂决，忍术的效果穿过30米深的海水，在海床上搅动大地岩层，破坏了支撑地壳的岩板结构，让海床突然向下凹陷了18米，涉及的范围达到110万平方米。岩土裂决这个 B 级土遁忍术，正常的凹陷范围是300平方米，凹陷深度在4-5米左右。就算是经过强大的查克拉加持，也不可能达到这么大的规模。秘密就是在强大的查克拉掩护下，海量的土灵自然能量提前渗透到海床上，软化了海底岩层结构，成千上万倍的放大了忍术的威力。当海底突然下陷，导致2000万立方的海水填进了大坑，海面上随之凹陷出一个无比恐怖的海水凹地。汹涌澎湃的海啸恰好就在这个凹地的一侧，原本朝向宇智波们猛扑的巨浪，被海水凹陷所产生的压力差生生拽了回去。巨浪填进了海水的凹地后，猛烈地撞击了凹陷的海面，激起了冲天的白沫，但再也无法形成海啸般的大浪了。此时虎部队的凤仙火之术也恰好完成，宇智波们吹出了铺天盖地的火焰，密密麻麻的覆盖向雾隐忍者。经历过类似场面的雾隐忍者应激的哆嗦了一下，他们随之高喊起来，不要用攻击性水遁忍术，会吃亏的，用水镇壁，用水牢之术。得益于4代水影统一事权，雾隐忍者事先有过统一的情报沟通，这让他们能够及时的做出正确反应。一道道水幕在大海上升起，将所有的雾隐忍者保护起来。凤仙火之术的火焰暴雨般的覆盖在水阵壁上，那密密麻麻的绚烂火焰就像火把投入水中，发出密集的呲呲声后熄灭了，完全无法动摇水阵壁之术。水遁克制火遁还真是不假，但是雾隐忍者们却没有人感到轻松。凤仙火的确攻不破水阵壁之术，但凤仙火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就像是暴雨一样密集的砸了下来，让人头皮发麻。最要命的是，凤仙火之术和水阵壁之术的持续力差距极大。凤仙火之术消耗很小，而且具有火遁忍术的共同优势，只要施术者查克拉充足，就能无穷无尽的维持下去。可水阵壁之术却有持续的极限，不论施术者的查克拉有多么的充足，水幕最多能够持续140秒，忍术的结构就会崩溃。之前没有忍者会长时间维持水阵壁，持续到极限时间更是没有必要，因为之前的攻击忍术追求的都是高爆发，要的是一击破开防御，直接造成致命的伤害，这是个人使用忍术唯一正确的道路。可今天情况不同了，宇智波优转换思路，玩持久攻击，利用敌人不善于持久的弱点，轻易的获取战术优势。在密集如暴雨般的凤仙火覆盖下，雾隐忍者必须及时补上新的水阵壁，才能保护自己不被凤仙火的火焰击杀。于是上千雾隐忍者被不到200名宇智波压制，被困在原地动弹不得。这些忍者都是老牌忍者，一看就知道水幕外面危险至极，火焰的密度根本没有留下任何闪避的空间。不要说普通忍者，就是上忍甚至影级忍者，也不能避开所有的火焰。只有一个忍者是例外，人柱力大西公平上忍，全身笼罩着如火焰般的尾兽查克拉，凤仙火之术靠近他10米就被冰寒刺骨的查克拉气焰熄灭了，根本不能靠近他。于是大西公平上忍发出更加猛烈的尾兽查克拉，狂笑着冲向了木叶忍者们。看到人柱力单独冲向敌人，4代水影急了。人柱力是战场大杀器，能够给敌人造成巨大的损失，但落单的人柱力也很容易在忍者的围攻下陨落。但钩举史仓这个水影没有能力在凤仙火暴雨下冲锋，他只能看着干着急。就在4代水影狗举史仓着急上火的时候，他带来的雾隐忍者中有人想到了办法。这些忍者大多数出自雾隐村平民忍者，是他狗举史仓的核心班底，
其他人也都是大小忍族向水影表达忠心，特地挑选出来的精锐忍者。他们是雾隐村上万忍者中的精华，聪明人着实不少，尤其是鬼灯家族的年轻忍者鬼灯龙月。他脑子灵活，第一个高声喊道：“下水！”大家从水下靠过去。说完，他还一个猛子扎下水，用实际行动示范给其他人看。四代水影第一时间注意到了鬼灯龙月下水的动作，他不假思索地跟着钻进了海面下。在四代水影和鬼灯龙月的带领下，雾隐忍者大批地钻进水下，从水底向木叶忍者发起攻击。辉夜姬眼看超过一半的忍者都下水了，他开始高喊：“不要所有人都下水，不要都下水！”剩下的忍者留在水面拖住木叶忍者，让他们不能停手。等到木叶忍者停止火遁，大家再一起冲过去，上下夹击，消灭他们。辉夜姬的话非常有道理，再加上他的族人帮忙传播，迅速说服了数百名雾隐忍者。他们留在原地，继续维持水阵壁等防御忍术，吸引木叶忍者的攻击，为水下的雾隐忍者提供掩护。但这种灵机一动的战术是不能和虎部队体系化的战术对抗的。从战斗一开始都不用宇智波鼬下达命令，配属给2名中队长的队员就进入水下，承担起水下的警戒任务。这6名宇智波忍者都拥有双勾玉血轮眼，即便是在水下，也拥有远超常人的视觉，能够直接看到1000米外的景象。鬼灯龙月下水的位置距离远超1000米，但他带下来的气泡非常显眼，第一时间就被宇智波们注意到了。雾隐忍者们以为水下突袭能够打宇智波一个措手不及，实际上宇智波们已经再三确认过，警戒员都已经回到了海面上。海面下的雾隐忍者速度极快，但终究不能和海面上奔跑相比。干氏家族的忍者和西瓜山家族的忍者倒是能够游得更快，但他们可不敢先冲过去，万一被宇智波们发现了，他们就死定了。要知道，前方可是木叶村的虎部队，他们在过去几个月的战绩太吓人了，什么100人全歼300精锐，什么防御中一战杀戮3000雾隐忍者。听听，这是忍者能干出来的事？创造夸张的战绩时，虎部队的人数可是不过100的，如今前方的木叶虎部队接近200人，哪个缺心眼的雾隐忍者敢一竿子冲上去，那不是找死吗？没有足够多的同伴在一起壮胆，没有4代水影大人行进在最前面，不知道多少雾隐忍者会偷偷掉头，然后悄悄地逃跑。临阵脱逃可是雾隐忍者的老传统了，当他们遭遇必死的任务时，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叛逃。血雾之里的政策确实泯灭了雾隐忍者的感情，造就了一大批凶恶的忍者，但这些忍者的忠诚度自然也是大问题。雾隐村高层对此十分的头疼，早就有改变政策的想法，否则再不斩，不要说杀光同学，他就是在杀死几百个准忍者，也不可能改变血雾之里政策。大型忍村的根本政策怎么可能因为死了100个孩子就如此轻易的改变？血雾之里执行的20年间，因此而死的忍者数以千计，一次性死亡过100根本不稀奇，又何曾发生过改变呢？鬼人再不斩的出现，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好在这个政策已经取消了，又有4代水影身先士卒，雾隐忍者跟着他的脚步，向着恐怖的敌人发起攻击，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要逃跑。雾隐忍者的表现足以让袁氏感到欣慰了。雾隐从水下来袭，敌人的人助力从正面冲了过来，这种情况早就演练过应对的战术，而且不止一种战术。2位中队长通过童少和宇智波鼬沟通，很快得到了回应。宇智波鼬命令2个中队执行3号分身陷阱与幻术伏击战术。宇智波鼬发布命令后，就冲向雾隐的人助力，他是对虎部队威胁最大的敌人，也是只有宇智波鼬才能对付的强大个体。虎部队的宇智波们在频繁的童哨声中纷纷开始行动，他们施展分身术制造分身，然后在分身上贴好起爆符。很快每个人都留下了自己的分身，其中小队长、分队长和中队长们更是制造了影分身。影分身是整个战术的关键，因为普通的分身只是假象，只有影分身才能将凤仙火之术维持下去，做出最逼真的假象。因为宇智波鼬成功在虎部队推广了影子分身术，3号战术才能成为正式的全队战术，在此之前则只是小队级别的战术。分身假象做好，宇智波们就快速撤离。他们并没有走远，而是借助幻术隐藏在200米外，做好了伏击敌人的准备。宇智波鼬制定的3号战术核心思想还是攻击，或者说他制定的所有战术目的都是用来攻击的。因为宇智波鼬坚信只有进攻才能获得胜利，不追求胜利的战术就是消极的失败主义思想产物。另一边，宇智波鼬和人助力大西公平在彼此接近时，大西公平突然双目赤红，张嘴发出了意义不明的嘶吼，然后他奢侈将查克拉当作燃料向身后喷射，速度突然提升了几倍，气势汹汹地冲向了宇智波鼬。突如其来的变化吓了宇智波鼬一跳，在感受到对方嚣张的气焰后，他把牙一咬，不避不让地迎了上去，双方便猛烈地撞击在一起，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让大西公平惊骇的是，身为人助力的他竟然在撞击中落了下风，敌人的身体素质竟然比他更像是怪物。而宇智波鼬的感觉恰好相反，看起来气势汹汹嚣张无比的人助力居然是个软蛋。雾隐忍者可能是第一次搞出来人助力，竟然将封印搞成了闷罐子，将三尾严严实实的意识封死了，只让查克拉流淌出来被忍者使用。这种将尾兽当作查克拉电池，只是提供查克拉给人助力使用的方案，是最强的人助力方案，同时也是最愚蠢的方案。不管尾兽的封印做的多少，可尾兽是查克拉的聚合生命，尾兽的查克拉就是尾兽本身。忍者只要接收尾兽查克拉，就一定会被尾兽的本能侵蚀，随着数量增加，就会失去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成为完全按照本能行动的查克拉怪物。能够按照这个方案成为人助力的，只有漩涡水户和漩涡九星奈这2位，他们凭借漩涡体质，能够无视尾兽查克拉的侵蚀，随意的使用尾兽查克拉。但不是所有忍者都信漩涡，正常的人助力只有得到尾兽的帮忙，才能避免遭受查克拉的侵蚀。
漩涡鸣人具有一半的漩涡血统，仍然会被9尾的查克拉感侵蚀，变成没有意志、全靠本能行动的怪物。所以，人柱力的追求是与尾兽互相理解并相互认可，尾兽掌控查克拉，人柱力进行判断和决策，两者通过完美的合作，成为所谓的完美人柱力。雾隐村的人柱力显然走错了路子，他确实能够抽取海量的尾兽查克拉，但他只擅长水遁，还没有适应3尾的冰遁查克拉，只能用最粗暴的方式使用查克拉，完全是浪费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大西公平已经被尾兽本能严重侵蚀，完全丧失了忍者的敏锐判断力，别说复杂的战术意识，他连躲闪和防御的意识都没有了。在他的意识中，自己就是披着重甲后壳、力大无穷的3尾肌斧，根本不需要闪避和防御，只需要直来直去的攻击就能胜利。可大西公平只是一个普通的忍者，哪怕是本能的披上了冰灵护甲，他的防御力依然不够看。虽然有强大的尾兽查克拉增幅，但大西公平的身体孱弱，体术的攻击根本不能对宇智波鼬造成任何的威胁。宇智波鼬心动了，8尾人柱力强的不像话，在战场上没法直接下手，但这个3尾人柱力完全就是个纸老虎，要不就趁机拿下。试一试吧，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宇智波鼬开启了3勾玉血轮眼，很快就掌握了大西公平的动作模式，以毫厘之差闪避直拳攻击，整个人直插人柱力的胸腹之间，两人的双眼对视了。宇智波鼬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幻术，而且是自己掌握的最强幻术——血轮眼幻术，意志侵蚀。血轮眼的瞳力倾泻而出，化作锋利的战斧，狠狠地劈砍在对方的精神上，以巨大的代价打开心灵世界的缝隙。强大的精神力被压缩成一个个暗示种子，在心灵世界的缝隙愈合前，一口气塞进对方的心灵世界。宇智波鼬成功了，他成功地送进去300多个暗示种子，只要激活这些暗示种子，就能抹杀大西公平的意志，将他变成自己的傀儡，结束这场战斗。据说人柱力不受幻术影响，但那是因为尾兽会为了自己的安全，帮忙清理紊乱的查克拉，唤醒人柱力。但大西公平的封印是完全的封印，将3尾的意志完全封闭了起来，他只能借用尾兽的查克拉，不能得到尾兽的帮助，就不可能免疫幻术的影响。当宇智波鼬打响手指后，所有的暗示种子爆发，大西公平瞬间失去了意识，他呆呆地站立在海面上，就像傀儡一样。竟然真的得手了！催眠人柱力是如此的顺利，连宇智波鼬自己都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呼。尽管吃惊得很，但他的动作可没有丝毫的耽搁，立刻着手解除尾兽封印，只要撕开一个小小的缝隙就行，他就能顺势催眠3尾。如果还能成功，那这件战略兵器就算是到手了。战斗的突然转变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4代水影发现出问题的时候，宇智波鼬已经成功撕开了封印。他瞪大3勾玉血轮眼，毫不吝惜地将瞳力灌注过去。他要在4代水影赶过来之前，完成对3尾的催眠。就在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宇智波鼬从3尾的眼睛里看到了一双血轮眼，冰冷的目光让他都忍不住心底发寒。最让宇智波鼬震惊的是，那双血轮眼中的3勾玉突然转动起来，眨眼间变成了繁复的花纹，竟然是万花筒血轮眼留下的转血幻术。看到了万花筒血轮眼的瞬间，宇智波鼬就知道大事不妙，但对方澎湃的瞳力已经发动了反击，陌生而恐怖的瞳力汹涌澎湃地反卷回来。宇智波鼬顿时双眼剧痛，他感觉像是被人用一对烧红的通条从双眼直接贯通大脑，刺穿了后脑勺，整个脑袋都沸腾起来了。干！宇智波鼬双手捂住眼睛，痛苦地惨叫起来。电光火石间，宇智波鼬回忆起了和3尾有关的剧情，他立刻就知道了那双眼睛属于谁，是宇智波斑。该死的混蛋，我记住你了！狗日的宇智波斑，就因为你，我的95%胜率完蛋了，完蛋了！你死定了！就算是你是本大爷的长辈，你也死定了！不，宇智波斑，你休想好好的去死，更别想着复活了！在双眼失明以及大脑剧痛和胡思乱想的干扰下，宇智波鼬仍然感受到了敌人的接近，他拼命地向后翻滚，险之又险地避开了粗大的珊瑚杖，猛击。原来是4代水影赶来救援人，助力大西公平，正是他用又黑又粗还带钩的珊瑚杖攻击了宇智波鼬，暂时失去了双眼的视力，又因为大脑的剧痛无法开启全知心眼。宇智波鼬和4代水影的战斗十分吃力，仅仅坚持了几秒钟，他就因为闪避不及，被狗菊史仓用珊瑚杖狠狠地打在了后背。这一击打得他胸口发闷，忍不住闷哼一声。宇智波鼬也抓住了这个机会，顺着珊瑚杖重击的力量全力闪避，终于和4代水影拉开了距离。然后他立刻施展瞬身术，跳到了更远更安全的距离上，终于摆脱了敌人的缠斗，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狗菊史仓并没有进行追击，他被宇智波鼬给吓住了。身为4代水影的他，是当今忍界最强的忍者之一，趁着敌人双眼不能视物，使用武器倾尽全力打在敌人的背心要害。原本以为这一下能将敌人置于死地，甚至是直接打成2截尸体，结果敌人硬吃了这一下，却只是发出了一声闷哼，甚至连口血都没有吐。狗菊史仓被宇智波鼬异常的防御力惊呆了，全力以赴的攻击都无法击伤敌人，追上去补刀也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没有必要继续攻击了。敌人的后背被珊瑚杖击中的位置已经长出来了一簇簇的珊瑚。狗菊史仓松了一口，终于有余暇去查看人柱力的了。将半沉半浮在海水中的大西公平捞出来，用查克拉震荡唤醒了他。狗菊史仓问道：“大西公平，你的怎么样了？还能坚持吗？”大西公平双手抱头，痛苦地呻吟着，勉强说道：“4代大人，我的封印被敌人破坏了，快坚持不住了。”什么？狗菊史仓闻言大惊，一把掀开了大西公平的上衣，立刻就看到了他腹部的封印明显缺了一角，而且人柱力的肚子上此起彼伏的鼓包，就像是里面藏着数十只拳头大的金甲虫，正在尝试撕破他的肚皮。这可真是糟糕至极，
人助力大西公平的战斗就那么短短几秒钟，而且被控制住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敌人就能破坏了尾兽的封印。钩举史仓不由得感慨，真是可怕的宇智波忍者，幸好已经把他杀掉了。现在的情况十分糟糕，三尾的意志已经苏醒，正在尝试突破封印，一旦被他逃出来，肯定会对雾影忍者展开报复，甚至会对雾影村进行报复。必须立刻加固封印，将大西公平带回村子好好治疗。钩举史仓大声地喊道：封印班的快过来！突然一个硬邦邦的声音响起，四代水影啊，你喊封印班过来做什么？送死吗？这句话的每一个字在说出来的时候都伴随着牙齿摩擦的咯吱之声，也不知道究竟是用了多大的力气才这么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完。这每一个字中都蕴含着滔天杀气和怒火，就连钩举史仓也控制不住身上的汗毛直立。他侧移半步将雾影村的人助力挡在身后，然后缓缓地转过身体。钩举史仓看到宇智波优的时候，就知道他为什么会用那么大的力气说话了。宇智波优已经站了起来，他双手抓住背后伤口长出来的珊瑚，用力地向上拔。他的力气是那么的大，竟然将根植在体内细胞中，甚至纠缠在骨骼上的珊瑚根部缓缓地拔了出来。在一阵饱含痛苦的吼叫声中，宇智波优猛然发力，狠狠地将珊瑚从身体里拔了出来。在珊瑚离开身体的一瞬间，也不知道牵连了多少器官和血管，导致宇智波优的背后鲜血喷溅，脚下的海水很快就被染红了好大一片。而扯下来的珊瑚迅速风化，短短十几秒就像过了几百年，在他的手里变成了碎渣。宇智波优喘着粗气，从背后将珊瑚硬扯下来，导致他身受重伤，剧烈的疼痛进一步加剧了精神的不稳定。而且他的肺部似乎也遭到严重的伤害，呼吸时胸口有撕裂般的疼痛，而且会发出异样的回声。好在身体的自愈力全力发动，剧痛正在快速的变成痒痒的感觉。说实在的，这个感觉好像更难忍受。就在身体和精神的煎熬中，宇智波优并没有失去戒备，他的注意力几乎全都集中到了四代水影钩举史仓身上，防备他的攻击。但过了好久，钩举史仓都没有发动攻击，而是站在几十米外，安静地注视着宇智波优，甚至还把巨大的珊瑚杖重新背了起来。宇智波优奇怪地看了一眼钩举史仓，不明白这个家伙为什么不趁机攻击自己。钩举史仓确实没有攻击的意思，而是全神贯注地盯着宇智波优，仔细地观察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倾听他的每一次呼吸。钩举史仓突然开口问道：你怎么能挣脱珊瑚？在长出来的时候，它就应该彻底破坏了你的身体才对。四代水影钩举史仓不但不攻击宇智波优，他还诡异地询问被攻击的敌人自己的忍术效果如何。这神奇的操作着实震惊到了宇智波优，但他现在状态非常糟糕，双眼虽然能够睁开了，但视线还是模模糊糊的，而且持续不断地流出血泪。背部的撕裂伤不但面积极大，而且伤口深入骨骼和内脏，即便以他的自愈力，也不是马上就能恢复的。这时候敌人愿意说话，他自然也乐得多争取一些时间。于是在仔细的思考了之后，宇智波优回答道：你这一招可真阴险啊，居然能够侵入了我的细胞和部分骨骼，好在他还不能侵入我的经脉，让我有足够的力气反抗。听到宇智波优的回答，钩举史仓若有所思说道：原来是这样，珊瑚杖清澈力还是不足啊，看来兼顾杀伤和控制是错误的选择，兼顾导致两面都没有做到极致，反而给了敌人挣扎的余地。钩举史仓点点头，自言自语道：或许我应该开发出新的珊瑚杖，专注于控制敌人，让他失去身体的控制能力，而不是向体内侵入制造伤害。突然钩举史仓闭上了嘴，双眼紧紧地盯着宇智波优，而宇智波优自然也奇怪地看着他。就在这个过程中，宇智波优欣喜地感觉到后背上从剧痛转变得让人发狂的痒痒迅速消失，说明背后的伤口已经痊愈。最重要的是，他的视野快速地恢复清晰，遭到万花筒瞳力侵害的双眼已经完全恢复了，同时精神也稳定到可以发动全知心眼。宇智波优心中对于胜率的判断从 73% 的最低点迅速地恢复到 93% 的安全线，但因为某个忍者的悄悄靠近，最后那 2% 已经不可能再升上去了。宇智波优心中充满了对四代水影的感激，如果不是他莫名其妙的拖延时间，自己还真的会很为难。身体已经恢复，拖延时间的目的已经达成，宇智波优也就懒得继续伪装。他轻轻地眨了眨眼睛，三勾玉写轮眼重新开启。看到宇智波优开启写轮眼，钩举史仓再傻就知道出问题了，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疑惑，问道：你为什么还不死？你在拔出珊瑚时，我十分确定地看到你扯破了自己的肺，还有许多致命的动脉血管，为什么还不死呢？宇智波优一愣，然后哈哈笑道：哈，原来你在这里喋喋不休的废话，就是为了等我死。宇智波优脸上的笑容不减，慢慢地转动身体，将衣服破烂但皮肤已经恢复光洁的背部展示给四代水影。他戏谑地问道：我为什么要死？钩举史仓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个宇智波不但拥有异常的防御力，更是拥有不可思议的自愈能力。他抹嘴，自拖延时间本来是顾忌敌人异常的防御力，不想和他继续缠斗。这个危险的敌人已经受了致命伤，只需要等待就会自己死掉，何必再继续拼命呢？没想到敌人不但防御力强大，身体更是能够快速自愈，自己拖延的时间反倒成全了敌人。说到底还是情报缺失，导致他在战斗中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狗菊史仓将背后的珊瑚杖拿在手中，摆出了战斗的姿态，身上的查克拉更是沸腾起来，显然是要使用强大的忍术。宇智波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双腿微微分开，双手缓缓举起，和于面前，张开了嘴巴。然后他开口大声地喊道：大蛇丸大人，救命啊！狗菊史仓。下一刻，
大蛇丸那独特的沙哑嗓音出现，人法通灵术。随着大蛇丸出声，距离狗局史仓30米远的海面上突然炸开了高度达到15米的白烟。随着白烟散去，巨型忍兽万蛇出现在海面上，而大蛇丸就站在万蛇的脑袋上，居高临下的注视着4代水银狗局史仓。在这一刻，他看起来就像是贪婪的毒蛇，正在俯视鲜活肥美的啮齿类猎物。他笑着对4代水影说道：“雾影忍者已经完了，狗局史仓，你是准备投降呢，还是准备拼命呢？”万蛇的出现似乎是一个约定好的信号。当大蛇丸玩弄猎物般的询问4代水影时，远处正在快速靠近的雾影忍者就突然遭到木叶忍者的袭击，双方随之爆发激烈的战斗。而在不远处的另一侧，从海底过来的雾影忍者刚刚冲出海面，然后他们马上就发现自己突袭的目标全都是分身。雾影忍者立刻就明白了这是陷阱，但他们的反应速度再快，也没有办法快过早有准备的宇智波。在这个陷阱中，每个分身上都贴着10张起爆符，总数1500张起爆符同时爆炸，封印解除的火遁威力横扫海面，所有冲出海面的雾影忍者被炸得血肉横飞。猛烈的爆炸让4代水影为之侧目，这可是雾影村最后的精华，如果损失惨重，雾影村最后的脊梁就要被打断了。狗局史仓转身就要冲过去，但他刚刚有所动作，大蛇丸就突然出现在面前，挡住了他的视野。大蛇丸背对着狗局史仓，饶有兴趣地看着起爆符肆虐的战场，笑着说道：“宇智波优，你们虎部队可真是财大气粗啊，我批给你的起爆符好像都没有这么多呢。”宇智波优悄然出现在狗局史仓的另一边，眼睛紧紧地盯着虚弱的人柱力，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大蛇丸大人，您看这效果很棒的吧？是不是可以给虎部队再补充一些起爆符呢？”“想都别想，你们可是宇智波一族的忍者，不差钱。”“您说错了，有钱的是族长家、长老家，我们虎部队的成员都是家族底层，也就只能混个温饱而已，穷着呢。”就在两人扯淡的时候，埋伏在战场一侧的虎部队突然解除了幻术，以战斗队形向混乱的雾影忍者发起了攻击，几乎是一瞬间就打穿了雾影忍者的队形。1500张起爆符同时爆炸，视觉效果非常震撼，但因此而死的雾影忍者不到100人，但宇智波忍者的穿阵而过，就像割草一样，将海面上的雾影忍者杀得精光。瞬间的大量死伤导致数不清的鲜血流入大海，一时间海水的颜色都变成了鲜红色，血腥味甚至随风传到了大蛇丸他们这里。血腥味是如此浓烈，嗜血的万蛇被刺激到凶性大发，不顾大蛇丸的阻止，头也不回地向战场冲了过去。宇智波优向右边走了2步，用血轮眼狠狠地盯了大蛇丸一眼，然后默不作声地将铜哨拿出来塞进了嘴巴里。他的凝视是有力量的，大蛇丸就算是背对着他也会知道，这小子是在警告自己，如果管不住万蛇就把他收起来，否则宇智波优会让虎部队干掉他。大蛇丸确实感受到了宇智波优的凝视，也领会了他的威胁之意，但出乎宇智波优意料的是，这个变态没有感到丝毫的紧张，更没有收回万蛇的打算。大蛇丸此时心中充满了难言的刺激，发自心底的战栗和刺激让他的心脏都忍不住站立起来。啊，万蛇会怎么死？劈成2半还是烧成炭条？虎部队的宇智波们会用什么术干掉万蛇呢？今天要是能够看到新的忍术，那才是真的完美。他甚至伸长了舌头舔舐自己的脸颊，以这种方式缓解自己的紧张。马上就要看到万蛇的死，真是太紧张了。几秒钟后，宇智波优敏锐地察觉到了大蛇丸的异常，深知大蛇丸变态的他被深深地震撼到了。该死，怎么能变态到如此地步？于是宇智波优不再犹豫，吹响了口中的铜哨，向虎部队下达了命令，如遇威胁即刻消灭万蛇。虎部队的动作太快了，从发动陷阱到完成穿阵攻击，总共也只用了10秒钟。因为大蛇丸的出现而感受到严重威胁的4代水影，仅仅是稍微犹豫，自己的部下就被杀了个七零八落。而现在虎部队完成了队形转换，准备再次突击惊慌失措的雾影忍者，同时大蛇丸的巨型忍兽也冲向自己的部下。狗局史仓终于忍耐不住了，他挥动手中的珊瑚杖，对大蛇丸发动了忍术水遁水镜之术。庞大的查克拉制造巨大的圆形水镜，镜面中映照出了大蛇丸的样子。狗局史仓用珊瑚杖末端的钩子勾住水镜边缘，突然翻转镜面，镜面中的大蛇丸就从镜中被复制到了现实，并向大蛇丸本尊冲了过去。狗局史仓没有丝毫耽搁，用水镜映照出宇智波优的样子，并制造出了复制体。水镜之术是狗局史仓压箱底的忍术，制造出来的复制的，无论是忍术还是体术，都能映照的和本人完全一致，绝对是战斗中最让人头疼的敌人。当然，这个术并不是无敌的，复制的对象越强，复制时狗局史仓消耗的查克拉就越多，而复制体能够维持的时间也就越短。让狗局史仓意外的是，制造宇智波优的复制体消耗的查克拉竟然比大蛇丸少的太多了，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但他顾不得思考这个问题，而是操纵复制体纠缠住本体，自己则手持珊瑚杖冲向最近的一处战场，想要救援自己的部下。那里的虎部队已经开始冲锋，而海面下的雾影忍者虽然知道出事了，但不明白具体情况的他们还在不断跳出水面，试图进行反击。可4代水影很清楚，这一批雾影忍者总数不过500人，虎部队已经杀死了300多名忍者，如果他不能阻止虎部队的话，雾影忍者就是在送死。狗局史仓焦急地冲向虎部队，双手快速地结印，查克拉急速沸腾，强大的水遁忍术已经蓄势待发。就在这时，一声暴喝如晴天霹雳般炸响，雷霆巨音直刺他的心灵，直接清空了他的所有念头，让他整个人都是一昏。被炸雷影响的不只是狗局史仓，距离较近的大蛇丸同样是大脑空白了一瞬。大蛇丸清醒后发现，相当难缠的复制体已经完全不动了，而且失去了复制的容貌，变成了一个波纹荡漾的大水球。
这样的水球虽然散发着强烈的查克拉，但蕴含的查克拉已经彻底失去混乱，完全没有防御力，更没有丝毫的战斗力。大蛇流，潜影蛇手。大蛇丸伸出右手，突然化作一条蟒蛇，将水球搅碎，消灭了这个麻烦的复制体。然后他看向狗菊史仓，正好看到宇智波鼬狠狠的一拳砸在珊瑚杖上，打得4代水影直接沉入大海。大蛇丸拍手大笑，好，宇智波鼬果然厉害，这个音波忍术让我大开眼界，真是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啊！落入海水中的狗菊史仓不知道怎么就失踪了。宇智波鼬正在紧张地注视脚下的大海，搜寻敌人的踪迹。听到大蛇丸错误地将炸雷神通理解为忍术，他自然就联想到了后来的阴忍村。心不在焉的宇智波鼬下意识地回应道：“大蛇丸大人，你是打算开发阴遁忍术？”大蛇丸惊喜地回答道：“啊，宇智波鼬，你还真是了解我呢。没错，我正好有了不错的灵感，准备开发一系列的音波忍术。对了，再借助类似乐器的忍具，应该就能代替手印，开发成为一套无印忍术呢。”宇智波鼬心不在焉地敷衍道：“大蛇丸大人的想法真棒。”此时不远处的战场上，万蛇已经冲入尸骸遍野的战场，他张开血盆大口，毫不客气地一口下去，将10几具尸体吞进了肚子。这些雾阴忍者的尸体富含查克拉，让万蛇感到了绝对的满足，并激起了他更大的贪婪之心。于是这条蓝紫色的巨蛇不顾一切地搅乱了战场。万蛇的存在严重阻碍了虎部队的攻击。宇智波们别看在宇智波鼬手下服服帖帖，但他们的本质仍然是骄傲的宇智波。而且宇智波鼬已经传达了可以击杀的命令，所以立刻就有数十名宇智波动手，释放了火矢和火弹这样的一级和地级火盾。小小的火矢和轻微爆炸的火弹打在万蛇身上，像烟花一样炸开，完全伤害不到巨蛇的鳞片。宇智波们并不想杀掉万蛇，毕竟他是大蛇丸的忍兽，是木叶村的战力。但被攻击的万蛇却暴怒了，他调转脑袋，怒气冲冲地看向宇智波们，怒吼道：“该死的忍者，你们竟敢攻击万蛇大爷，打搅万蛇大爷吃饭，那就用你们的身体来弥补本大爷的损失吧！”说完，万蛇就冲向了虎部队。万蛇狂傲暴躁，看不起任何忍者，甚至看不起大蛇丸，但这都是伪装。万蛇实际上是又怂又稳的一条蛇，嘴上猛地一批，行动上却小心翼翼，只会对弱小且没有后台的忍者下嘴。他可是看得很清楚，这些忍者确实厉害，但那是对渺小脆弱的忍者。他们的起爆符、忍术、忍刀和苦无能够轻松收割忍者，但不可能伤害自己的鳞片，根本不用在意。而且这些忍者中没有佩戴家族徽章的忍族忍者，没有佩戴特殊护额的上忍，他们甚至没有佩戴木叶的护额。这就是现成的借口吗？万蛇自忖吃上几十个也没有事情，如果有人质问，就推说不知道他们是木叶忍者好了。万蛇很了解木叶村，只要自己吃的不是什么重要的忍者，大蛇丸和3代火影是不会为了几十个普通忍者和3大圣地之一的龙地洞翻脸的。所以机会难得，他一定要抓住，好好体验一下活的忍者吞下去那种在喉咙里挣扎的感觉，一定会很迷蛇，很让蛇满足的。万蛇越想越是兴奋，他张开了血盆大口，冲向虎部队的忍者们。宇智波信众眼神凌厉起来，他吹响了最为尖锐的哨声。随着攻击的命令传递下去，一直保有余力的宇智波们认真起来了，他们纷纷开启写轮眼，查克拉也随之沸腾起来。虎部队的气势陡然间为之一变，再也不是之前那种平平无奇的样子了。冲到一半的万蛇感受到了庞大的查克拉，尽管张开的嘴巴导致他看不到前方，但他也立刻就知道情况不对。万蛇闭上嘴，瞪大了蛇眼看过去，顿时看到一片红彤彤的血轮眼。顿时万蛇整条蛇都不好了，该死的，他们怎么是宇智波家族的忍者？他们怎么不配戴宇智波家族的族徽？他们的实力这么强，为什么不是上忍？哪有这样伪装的？这不是欺负老实蛇吗？万蛇心中悔恨和恐惧交织，拼命地扭动身躯，想要远离这些恐怖的宇智波忍者，但他的身体是如此庞大，根本没法改变冲锋的速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冲向100多双血轮眼。虎部队的宇智波们可不会因为万蛇蜷缩起来就放过他，更何况他们的忍术也已经不是能够轻易停止的联合忍术。虎部队2个中队共计10个分队，除了2个分队负责警戒和防御，其他分队都面对万蛇使用了针对巨型忍兽的联合忍术火遁、蓝焰剑。分队长17名忍者同时提取查克拉，并且同时结印，查克拉汇聚到队长身上。具备双勾玉血轮眼的队长小心地操纵查克拉，勾勒出忍术的框架，然后鼓起腮帮子，从嘴里喷出一道暗红色的火焰射流。火焰离开忍者的嘴巴后，迅速发光发亮发热，色彩更是从红色迅速变成橙色，然后继续变成黄色、金色、白色，直到成为一道宛如激光的蓝白色火焰剑。这可是宇智波们反复练习的专门针对巨型忍兽的联合忍术，10个分队中更是有6个分队曾经在巨型章鱼身上实践过。此时使用起来，这些分队就显得格外流畅迅捷，几乎在眨眼之间，蓝焰剑就逼到了万蛇的身前，没有给万蛇留下太多的反应余地。此时的万蛇已经是惊惧惶恐至极，他虽然擅长蜕皮术等替死必伤的忍术，但那都是属于土遁忍术范畴，最适合在陆地上或洞穴中使用。在茫茫大海上，蜕皮术也能用，但速度就没有在陆地上那么快。当遭到蓝焰剑这种追求一击必杀的忍术打击，万蛇发现自己竟然要死了。原本他是有活命机会的，那就是在宇智波们发动忍术的时候，主动解除通灵，迅速返回龙地洞。但万蛇对于血肉的贪婪和对自身鳞甲防御力的自信，让他不愿就这么回去。就算是顾忌宇智波家族的势力，不能吃宇智波忍者，但那么多雾阴忍者的尸体也能吃到饱啊，为什么要回去？一念之差，生死两分。万蛇的身体被蓝焰剑毫无阻碍地切开，就像是斩骨刀劈砍大根白萝卜一样轻松。就在这时，他还没有死，
切断的脑袋还在高喊救命。不，大蛇丸救命！大蛇丸，快解除通灵，送我回龙地洞！混蛋大蛇丸，你在干神？万蛇的呼喊戛然而止，他的身体被蓝焰剑分尸，脑袋更是遭到好几个蓝焰剑的围攻，眨眼间就变成了碎片。万蛇就这样死了，尸体在一阵白烟中消失，返回了龙地洞。也不知道龙地洞的3位仙人在看到万蛇变成碎块的尸体后，究竟会怎么想？也许他们会对大蛇丸更加嫌弃，然后态度更加恶劣。干掉了万蛇，虎部队在宇智波重信的指挥下，迅速的重整队形，摆出以攻击为目的的密集队形，向之前的战场发起第2次冲击。那片飘满了尸骸的战场，又有不少雾隐忍者跳出海面，他们茫然无措的四处观察，正是最好的攻击目标。对于虎部队迅速正确的应变，干脆利落的干掉了万蛇，宇智波鼬十分满意。他好奇的看了一眼大蛇丸，发现他正处于一种诡异的兴奋中，整个人的表情都扭曲了，就像是吸毒嗨起来的瘾君子一样。宇智波鼬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太恐怖的了，大蛇丸的变态超乎想象。以后和他打交道，一定要千小心万小心，变态的思路总是与众不同的。突然，宇智波鼬感受到了查克拉的异常聚集。当他转头注视过去，全神贯注感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确认正是水遁忍术激发的前奏，是4代水银狗菊矢仓。可惜查克拉聚集的位置远在数十米外的海底，宇智波鼬知道自己已经来不及阻止忍术的激发了。尽管那是一个结印数量高达44个，前摇夸张到不像话且性价比超低的水遁忍术。水遁，水龙潭之术。海水被查克拉束缚，呈现出蛟龙的形态，昂然冲出海面，直至40米的高空，然后掉头向下冲向宇智波鼬。就在宇智波鼬惊叹于这条水龙体型远超正常的巨大时，第2条水龙冲天起，然后是第3条、第4条，直到第9条水龙升起，查克拉的波动才陡然趋于稳定。宇智波鼬顿时咧嘴，原来是大水龙潭之术，竟然能够聚集9条水龙，狗菊矢仓这家伙还真不愧是谁影啊！大蛇丸呵呵笑道：“是我小看了狗菊矢仓，这家伙有点像你小子，也是个遮遮掩掩的混蛋。”9条水龙并没有集中攻击宇智波鼬，而是分配成3份，3条冲击宇智波鼬，3条攻击大蛇丸，最后3条则远远地冲向了虎部队的队列。4代水影狗菊矢仓在被2个强敌围攻的时候，居然还能分心照顾自己的部下，真是个合格的水影啊！虎部队的宇智波们全都经过宇智波鼬的洗脑，其中没有一个忍者是死脑筋，在充满进攻精神的同时，又能将避免无谓的损失作为行动第一原则。当3条巨大的水龙冲过来的时候，虎部队的攻击瞬间终止，紧密的冲击队列瞬间变换成为防空袭的松散队列。虎部队就算是防御，也绝不可能干挨打不还手。防空袭队列刚刚完成，以4人小队为单位使用了好火球之术，几乎是眨眼之间，上百个直径超过2米的好火球升上天空，密密麻麻地遮挡住了水龙的路线。在剧烈的爆炸中，2条水龙当空被炸碎，只剩下最后1条水龙，全身都冒着浓浓的白雾，有气无力地落入了虎部队的阵型中。这时候的水龙已经是强弩之末，既没有威力，也没有速度，只是将3个倒霉的宇智波冲了个跟头，甚至没有能够造成直接的伤害。但勾菊矢仓的心情却很好，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杀人，而是拯救自己的属下。虎部队冲击到半路，被迫停下应对水龙弹的冲击，彻底失去了速度的优势，而且他们的队形松散，距离雾隐忍者也非常的近，反倒处于了非常不利的状态。雾隐忍者不愧是雾隐村的精锐，他们马上就反应过来，毫不犹豫以忍术等各种手段进行攻击。双方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宇智波们的站位也太过松散，彼此之间难以相互支援，于是那些一个人面对几个忍术攻击的忍者就出现了伤亡。宇智波重信没有犹豫，吹响铜哨，带领虎部队迅速撤退。在2位中队长带领自己的小队反击，打死了几个贸然追击的雾隐忍者后，双方就脱离了接触。虎部队在遭到4代水影出其不意的忍术攻击，以娴熟的战术动作沉着应对，只付出了2条人命，就摆脱了一场巨大的危机。宇智波们的战术应对精彩绝伦，整个过程堪称完美无缺。大蛇丸看完全过程后，满脸都是惊叹和惊喜，忍不住抚掌大赞道：“精彩，真是太精彩了！虎部队已经是毫无疑问的忍界第一精锐了。”大蛇丸很早就注意到了虎部队，早在几个月前，他也召集自己的直属忍者，仿照着虎部队的模式进行训练，如今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在此之前，他对这支小部队的训练成果很是满意，于是将部队命名为蛇部队，甚至还想着挑个合适的时机让宇智波鼬见识一下。但今天大蛇丸看到虎部队的临场反应，立马就把炫耀的想法丢了个干净，自己的蛇部队差远了，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别看蛇部队的成员都是中忍和上忍，一个下忍都没有，但除了个人实力外，战术素养、纪律、服从、通讯、装备等等所有方面都存在肉眼可见的差距。所有方面的差距合在一起，那就是天差地别，蛇部队根本没有资格和虎部队相提并论。如果这2支部队进行战斗，蛇部队必然是要被全灭的，甚至有可能被虎部队剃个光头，连一个战果都拿不到。最让大蛇丸为之惊叹，可不是宇智波们表现出来的素质，而是虎部队那完整成熟的战术体系。他们的战术丰富多变，能恰到好处地应对各种情况，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体系。体系化的战术可不是通过旁观就能够掌握的，必须要得到认真的传授才行。大蛇丸心情复杂地叹息一声，看来是必须要花大价钱向宇智波鼬购买虎部队的全套训练大纲了。大蛇丸感慨于虎部队的精锐，烦恼于该如何训练出第2支类似的部队。而同样旁观全过程的狗菊矢仓心情就是纯粹的苦涩，自己计划得当，时机抓得无懈可击，结果只杀了2个宇智波忍者，敌人就脱离了接触。而且在尝试追击的过程中，雾隐忍者反倒付出了5条人命，
里外里都是亏得底儿掉。虎部队如此的强悍灵活，雾隐忍者根本没有能力对付，或许只有自己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强攻击败他们。但狗菊史仓认为自己肯定能够击败他们，但想要消灭虎部队是做不到的，哪怕自己全力以赴也不行。他们的反应速度太快了，而且虎部队的首领也是个相当难缠的家伙，只要有他在，自己就不太可能全力以赴的战斗。狗菊史仓想到这里，忍不住看向宇智波优，然后他看见了一张铁青色的杀气腾腾的脸。狗菊史仓，他居然比自己还生气。宇智波优的心情非常不爽，心里的杀气浓烈的几乎要溢出来，脸色自然是铁青的可怕。一来是他又失去了2个弟弟，二来这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够阻止狗菊史仓，让他有机会发动了针对虎部队的攻击。丢人啊，太丢人了！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2个弟弟丧生，这是宇智波优成年以来最为重大的一次失误。说起来，宇智波优的实力很强了，单单是肉体强度就能让狗菊史仓生出无能为力的失败感。但因为是自己胡乱摸索着修仙，导致宇智波优的实力不成体系，空有强大的身体和海量的查克拉，甚至更加强大的自然能量以及神妙莫测的神通，他却不能将多种力量整合起来形成隐疾的实力。如果是4代水影狗菊史仓想要杀宇智波优，累死他也做不到。宇智波优反过来要杀狗菊史仓，同样也是做不到的。但今天情况又不一样了，因为现场还有一位3忍之首的大蛇丸在。宇智波优是最好的坦克，自己还能兼任治疗，而大蛇丸足以担当法爷的职责，2人联手就能组成战法木铁三角，干死狗菊史仓绝对没有问题。虽然在主剧情开始后，大蛇丸给人的印象就是攻击力不足，生存力爆表，打不死的蛇皮，但那时候的大蛇丸和今日的大蛇丸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大蛇丸正处于人生的巅峰，实力强大的稳稳压制自来也，哪怕自来也已经学会了仙术也不行。宇智波优于是朗声说道：“大蛇丸大人，有没有兴趣让雾隐村再换一个谁影？”大蛇丸立刻笑道：“当然有了，我可是木叶忍者的头儿。不过我得说实话，狗菊史仓的实力超出了我的预期，想要弄死他可是很难的。除非……”大蛇丸的蛇瞳意味深长地看向宇智波优，接着说道：“除非你小子能够给我带来惊喜，能够死死地拖住这位谁影。”宇智波优默然说道：“您就说需要几个小时吧，我在这里说句大话，只要您能杀死他，我就能保证让这位谁影不能脱身。”大蛇丸的眼睛就是一亮，兴奋地说道：“不用那要求，你给我拖死他40分钟，我一定能把他给毒死在这里。”此时2处战场的战斗都已经结束了，雾隐忍者看清了形势，纷纷潜入海底四散奔逃。木叶忍者正在努力的追杀，但从海底撤退的雾隐忍者十分滑溜，追杀的难度太高，接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收获了。狗菊史仓目送自己的部下撤退，刚刚放下心来，就听到宇智波优和大蛇丸的沟通，顿时感觉毛骨悚然。联想到宇智波优的强悍身体和可怕的自愈力，再想到大蛇丸盛名在外的剧毒专家身份，直觉告诉狗菊史仓自己真的是有生命危险了。怎么办？自己这里还有一个重伤且封印松动的人助力拖累，难道今天要死在这里吗？突然，人助力大西公平抓住了狗菊史仓的脚踝，小声地说道：“4代水影大人，我有一个办法。”他也听到了大蛇丸和宇智波优的对话，知道自家的4代水影遇到危险了，但他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您可以把我举起来，然后威胁他们解除3尾的封印，让他们退开。大西公平吞咽了一口口水，继续说道：“如果他们不相信，您就直接解开3尾的封印，然后趁乱撤退。只要您能回去，雾隐村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3尾虽然会暂时逃跑，但我们一定能想办法再次捕捉封印的。”勾菊史仓神色复杂的看着大西公平，他几次张开口，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大西公平释然的笑道：“不用为我伤心，我身上的封印损坏的越来越严重了，已经不可能活着回到雾隐村了。能够在临死前帮到水影大人，我很开心。请您转告元师大人，封印不能封死3尾，失去意识后，他的查克拉就是剧毒，无可救药的剧毒。战斗开始前，我其实已经被3尾的查克拉控制了，反而是敌人破坏了封印，3尾的意识苏醒后，我才能够清醒过来。”大西公平正说着话，肚子上突然出现了好几个巨大的凸起，个个都有人头那么大，顶得他直接翻了白眼。3尾挣脱封印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这一下显然给大西公平造成了剧烈的疼痛，整个人瞬间失语，只能咬牙坚持着不让自己失去意识。好不容易才坚持到封印再次稳定，大西公平已经是满身大汗，全身都出现了不受控制的肌肉痉挛。最让人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了，大西公平的身体肉眼可见的消瘦了下去，仅仅几秒钟，整个人就彻底脱了形，宛如一个蒙皮的骷髅。但是他的肚子却异常的鼓胀起来，就像塞进去了3、4个西瓜一样，看着就让人不寒而栗。很显然，大西公平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不可能撑过3尾下一次的挣扎了。大西公平苦笑着开口，他的力气几乎完全消失，声音小的几乎听不到：“水影大人，我不行了，第一个计划行不通了，您帮我解封吧。”最后，他用尽力气再次说道：“请您记住，3尾的封印不能封死。”狗菊史仓重重的点点头，用手在大西公平的脖颈侧面轻轻压了一下，让他昏迷过去，这样可以让他在解封时好受一点。随后，他掀开大西公平的衣服，没有任何迟疑的一掌拍在他的肚子上，强大的查克拉猛然冲击，按照元师交给他的密码，一步步解除了3尾的封印。在这一瞬间，满满的邪恶气息从人助力瘦骨嶙峋的身体上爆发出来，随之而来的则是喷射般泄露出来的查克拉，无以言表的巨量查克拉。之前宇智波优展示的查克拉也好，人助力大西公平身体周围燃烧成焰的查克拉也好，在这股查克拉面前都显得是那么的渺小。这才是真正的尾兽查克拉，真正的怪物级别的力量。转眼间，大海之上风云变幻，乌云聚集，狂风呼啸，
大浪滔天而起，一副末日怪物即将出场的恐怖景象。大蛇丸和宇智波优同时啧了一声，今天是杀不了四代水影了。谁能想到这家伙竟然如此决绝，刚刚察觉自己有生命危险，就毫不犹豫地弄死了自家的人柱力，将尾兽释放出来搅局。说起来，尾兽的力量也就是那么回事，只要不是在自家村子里，忍者有不得不战斗到底的理由，哪怕是上忍面对尾兽也不会有生命危险，因为尾兽实在是太大了，而忍者的速度又实在是太快了。尾兽对付忍者就像是一个反应迟钝的人类，徒手捕捉跳蚤，用巴掌拍一片跳蚤很容易就能拍死几个，但想要捏住一只跳蚤难如登天。但是放一只尾兽入场来捣乱，掩护另一个隐疾忍者逃跑，这就是无解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尾兽查克拉聚集在空中，空气中的粘稠感越来越重，终于变成了一团冰雾遮挡的巨大球体。冰雾本身就是冰盾查克拉凝聚而成，自然随着尾兽查克拉的波动而膨胀收缩，就像是正在孵化的巨型胚胎。突然一声咆哮从冰雾中传了出来，冰雾就像是遭遇黑洞一样向内收缩，很快一头造型奇异的庞然大物显现出身影。这是一头鳄龟造型的怪物，背部拥有厚重的甲壳，全身披挂着层层叠叠的冰霜荆棘铠甲，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3条荆棘黑刺丛生的尾巴，就像3个巨大的多刺冰柱一样，在空中缓缓地晃动，一看就是十分恐怖的武器。正是当年初代火影千手柱间送给雾影村的尾兽三尾肌斧。当然，现在这个名字只有宇智波优才知道，也只有他知道，这个看着无比恐怖的大乌龟其实是个胆小的宅龟。4代水影狗菊史仓就站在三尾的背上，他看到三尾已经彻底脱困，于是抬起头来，冷冷地盯着大蛇丸和宇智波优，好像是要将他们的脸深深刻在内心之中。然后他就突然跳入海中，在溅起的浪花中消失不见了。宇智波优叹了一口气，说道：“先对付三尾吧，先把他赶走，然后再想办法去追4代水影。”大蛇丸笑着说道：“宇智波优，你好有自信哦，打跑尾兽这种话都能这么轻松地说出口，这可是尾兽呢，要不你来拖住他，我直接去追杀4代水影。”让大蛇丸吃惊的是，宇智波优居然点头说道：“好啊，我来拖住三尾。”大蛇丸立刻收起了全部的笑意，认真的再次询问道：“优俊，你确认你要自己拖住三尾，让我去追杀狗居士仓吗？”宇智波优同样严肃认真的回答道：“是的，我确定。”大蛇丸金色的蛇瞳瞳孔骤然缩成一条细线，然后缓缓的撑开，他一字一顿的说道：“好，如果你能够活着，我会给你一个 S 级任务记录。”说完，大蛇丸同样一跃入水，消失在白色的浪花中，显然是他看穿了沟菊史仓离开时的技巧，采用相同的方式追了上去。宇智波优啧称奇，2个影级强者使用的忍术他完全不认识，甚至不能判断究竟是不是水遁忍术。说到底，还是宇智波家族收集的忍术不够全面，历代长辈对于水遁没有任何记载，显然是对水遁十分排斥。结果就导致宇智波优对水遁的认知水平仍然停留在忍者学校教的层次，只要是高级的忍术和技巧就完全不了解。2代火影千手飞间一定是发现了宇智波家族的这个缺点，才会针对性的选择了水遁忍术作为自己的主修方向。在和宇智波忍者战斗时，使用水遁不但能够克制火遁，还能欺负宇智波忍者不了解水遁，在情报方面占尽优势。千手飞间就这么一股劲的钻研水遁，开发水遁，结果成了忍界首屈一指的水遁忍者，真是够讽刺的。突然，三尾肌斧缓缓地睁开了眼睛，随着他的意识完全清醒，邪恶澎湃的查克拉快速被他回收到体内，空气中那种奇怪的粘稠感也迅速消失。三尾肌斧扫视了身边的环境，发现只有一个忍者，他的眼睛里透露出惊奇的神色，显然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但是这只宅龟并没有纠结这件事，也没有像其他尾兽那样脱困了就要杀人泄愤，而是转身向着深海的方向前进。对于在场的唯一活人宇智波优，肌斧是完全不在乎，他现在只想找到一个水深足够的水域，然后藏到水底，不要被雾影忍者找到，不要再次被封印。肌斧就是尾兽中的异类，只要有不战斗的可能，他就绝对不会进行战斗。这也是宇智波优在大蛇丸面前狂言，独自拖住三尾，不让他影响大蛇丸追杀狗居史仓的原因，因为他知道这个尚不为人知的情报，只要不主动招惹三尾，不拦住他向往自由的道路，就不会发生战斗的。但是当肌斧缓缓睁开眼睛的时候，也就是他开始收敛查克拉，并且查克拉发生质变的时候，宇智波优看的整个人都傻了。他的心脏在狂跳，他的细胞在怒吼，他的直觉从未如此的明确清晰。肌斧的眼睛，那只右眼就是关键，筑基期最后一次突破的关键。是的，随着肌斧收回查克拉，那恐怖的冰盾查克拉在他的眼睛上呈现了分化，左眼凝聚了风盾的力量，而右眼凝聚了水盾的力量。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随着尾兽查克拉的凝聚，一点无比纯粹的自然能量被排挤出来，同样凝聚在他的眼睛中心。而这总量十分微小的自然能量，不但是水灵自然能量，更是在最狂暴的水盾查克拉中经历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岁月洗炼，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说，这就是种子一样的水灵自然能量，蕴含着最具有生命力的特性，完全能够满足宇智波优突破的需求。宇智波优苦苦寻找了几个月的契机，在东部大海上来回扫荡，却一无所获的关键突然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绝对不能放过。宇智波优苦笑着开始结印，然后将手掌放在海面上。通灵术，梨花降招来。浓郁的白烟散去，三轮雅士出现在海面上。梨花猫睁开眼睛，看到的却不是铲屎官，而是占据他全部视野的冰晶荆棘。在三轮雅士的10号看过去，层层叠叠的冰凌高耸如山，他不得不将脑袋高高的扬起，这才看到最为标志性的3根尾巴。看到那3根冰凌尾巴后，他第一时间就认出来是尾兽。梨花猫炸毛了，他整只猫都傻了。
尽管三轮雅士立刻猜到了宇智波优想要干什么，但他还是忍不住问道：“优，你想要干什么喵？”宇智波优也是长长的叹了口气，将三轮雅士抱起来之后，用右手指向三尾的脑袋，无奈地说道：“我需要他的右眼，无论如何都要得到。”他当然不想和三尾战斗，但三尾的右眼是他成道的关键，这就很是无奈。此时此刻，宇智波优突然间领悟了修仙者最大的自觉：凡阻我道途者，皆不共戴天之仇。不要说什么抢劫是不正义的，更不要说什么沟通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是在为自己争夺成道的一线生机，是在证明宇智波优的心前所未有的坚定，对于接下来的战斗再也没有丝毫的犹豫。三轮雅士作为宇智波优的道侣，明确感受到了他的坚定，他僵硬的身体渐渐柔软，立起来的毛发重新柔顺，眼神渐渐坚定起来。梨花猫突然从宇智波优的怀里跳到了他的肩膀上，用最坚定的语气说道：“既然战斗不可避免，那就战喵，不要再隐藏实力喵。”宇智波优点点头，坚定地说道：“这是我的生死之战，我将全力以赴。”正在漫步于海面上的三尾肌肤悚然一惊，他感觉到了一丝杀机。奇怪的是，杀机明明并不强烈，但却可不到让他深深的为之战栗。三尾停下了脚步，缓缓地转身看向身后，第一眼就看到了宇智波优和他肩膀上的梨花猫。宇智波优此时决心已定，但还是习惯性地问了一句：“肌肤，你能否将右眼交给我？我可以用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交换。”三尾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开口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宇智波优自然不会回答，他再次问道：“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再问你，能不能把右眼交出来？”三尾肌肤再次沉默，然后说道：“眼睛不给，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宇智波优突然笑了，他笑着对肩膀上的三轮雅士说道：“你看，我已经倾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但是没有能够避免战斗，这可不能怪我。”三轮雅士没好气地说道：“知道了喵，开始吧。”但慢吞吞的三尾肌肤反而是先动手的，只见他的三根高耸的尾巴突然像巨柱一样砸了下来，准确无比地砸中了宇智波优站立的位置。而宇智波优抢先甩出了一枚刻有道法自然的苦无，然后用飞雷神之术轻松躲开了这猛烈的一击。紧接着，他将右手放到嘴巴前面，虚握成喇叭状，然后吹出了漫天的凤仙火，火焰数量的规模完全比得上两个分队的全力攻击。三尾肌肤被无数的火焰包围，他身体的外面每一寸空间都是密密麻麻的凤仙火焰在熊熊燃烧。其实宇智波优还能够增加更多的凤仙火，但是他并不打算用这个术攻击敌人，而是用来给三轮雅士施展火焰跳跃，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增加数量了。宇智波优所使用的凤仙火最大的特点在于，这个火焰的核心由火灵自然能量编织构型，能够源源不断的从自然环境中抽取火灵自然能量维持自身，这是永不熄灭的自然之火。但是因为核心构型不够完善，这种不灭之焰的温度很低很低，不要说极具杀伤力的1000度高温，它甚至达不到600度的标准。对于三尾肌肤来说，这个温度的火焰完全没有威胁，甚至靠得太近了还会被三尾的冰盾查克拉熄灭。可以说不灭的自然之火毫无杀伤力，但作为三轮雅士的跳跃媒介却是完美无缺的。三尾肌肤马上就感觉到了梨花猫的凶狠，这只小猫按照宇智波优的需要，对准三尾的右眼眶持续输出。锋利炽热的纯白利爪每次都能留下4道深深的爪痕，在高温的影响下，4道爪痕会很快融合，并不断的侵蚀周围的冰凌，猛烈的扩大伤口。刚开始的4道浅浅爪痕对三尾来说毫无感觉，但随后高温形成的伤口无论如何也无法忽视，实在是太疼了。但让三尾困扰的是，三轮雅士的个头太小了，他的攻击动作带起的劲风都能将梨花猫吹走，根本就不可能命中。而且使用冰盾忍术覆盖攻击时，这只小猫又能够在火焰之间跳跃，轻轻松松的就能避开三尾的忍术。三尾如果力量使用的过猛，就会露出破绽，三轮雅士就会跳跃到他的眼眶，狠狠的来2爪子。最老实的尾兽被猫仙人缠住，哪怕是所有的手段都拿出来了，却对三轮雅士无可奈何。总不能对自己的身体来一发尾兽玉吧？那可比在眼眶上被小猫挠出几道伤更疼。随着三尾的伤口不断扩大，终于破开了他厚实的冰凌棘皮，血液流淌了出来，顺着三尾的身体流入了大海中。三尾的血液与普通生物的血液不同，流入大海之后，在扩散稀释的过程中，蕴含的查克拉以更加迅捷诡异的方式扩散到了非常远的一处水域，激活了再次休眠的2条怪鱼。很快，来自三尾的怒吼震动也传播到了这里，2条怪鱼便彻底的清醒过来，他们追踪着三尾的查克拉，急速的向战场靠近。三轮雅士此时也开始感到疲惫了，毕竟以3尺之身和三尾缠斗，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他倾尽全力才能保证避开三尾的攻击。毕竟梨花猫攻击三尾造成的伤害只能给他带来疼痛，而三尾只要碰到他，就意味着猫星人的生命终结。他不得不全力以赴。又一次在三尾的右眼眼眶上留下爪痕后，三轮雅士突然从腹部翻出一枚苦无，狠狠地刺进了三尾伤口的深处。当三尾肌肤因为痛苦又一次发出怒吼时，三轮雅士钻进火焰之中消失不见，并且没有出现在三尾的身边，而是返回到宇智波优的身边。此时三轮雅士已经非常的疲惫，他全身的毛发都被汗水打湿，形象颇为狼狈。梨花猫被铲屎官抱起来时，止不住的大口喘气，却很是开心的说道：“和尾兽打架的感觉还不错喵，真是太刺激了喵，辛苦了。”宇智波优怜惜地梳理着梨花猫的毛发，他将自己的自然能量分享给猫仙人，帮助他尽快摆脱疲惫。我的任务全都完成了喵，接下来就看优的了。没问题，多亏你帮我拖延了足够的时间，我已经完成了仙术的准备，接下来就全都交给我了。三轮雅士闻言松了口气，以宇智波优的谨慎，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是有着十足的把握。他又是开心又是好奇地问道：“优，你要用的是什么术喵？”宇智波优笑着回答道：“
是宇智波家族血祭献界的究极力量。宇智波优的描述指向性太强了，所以三轮雅士秒懂，但他因此震惊的忘记了呼吸，呆若木鸡的看着铲屎官。过了好一会，梨花猫才缓了过来，结结巴巴说道：“不可能吧？你明明还没有觉醒。”梨花酱，我也是刚刚受到一位长辈的教训，才感知到了究极力量的存在，也发现了开启宇智波终极宝藏的钥匙，不是只有一种。宇智波优的眼睛里散发着智慧的光彩，他得意地说道：“利用神的力量运作方式，我能够绕过宝藏的防护，提前触摸这股力量。毕竟这股力量的本源似乎也是神啊！”宇智波优开启了三勾玉血轮眼，同时他的查克拉沸腾起来，疯狂地涌入他的大脑，在特殊的区域转化为血轮眼的瞳力，如同长江大河一样灌入了血轮眼。宇智波优的三勾玉血轮眼远超其他人，甚至可以说是万花筒血轮眼之下的最强，但承受如此强大的瞳力依然非常勉强。他的血轮眼不出意外的受伤了，浓稠的血泪勃勃流下，让他看起来十分凄惨。尽管看起来很惨，但宇智波优凭借自愈能力坚持住了。庞大的瞳力通过虚空中神奇的连接，成功沟通到了神秘力量的源头。受到神秘力量的感染，瞳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瞳力从虚无透明的特殊查克拉变成了拥有了实质物理属性的查克拉，并被赋予了明亮的金色。金色的瞳力按照神秘的模板自动凝聚成一节节骨头，形成了一双巨大的骨骼巨手。须佐能乎，这种寄宿在万花筒血轮眼中的究极力量，将巨大的查克拉实体化后形成的巨大的战神进行战斗，攻防一体的终极瞳术，竟然被三勾玉血轮眼阶段的宇智波优成功的施展了出来。尽管金色的须佐能乎只有两只手部的骨骼，但这两只骨头爪子那也是不折不扣的须佐能乎。宇智波优创造了宇智波家族的奇迹，哪怕是宇智波斑看到这一幕，也要为宇智波优的天才感到震惊。三尾肌府已经忘记了眼眶的疼痛，感受到宇智波优的瞳力后，他的内心深处就涌现出不可遏制的恐惧。这是因为三尾肌府就处于被万花筒幻术控制之下，在感应到接近万花筒的瞳力时，幻术就激起了他的畏惧之心。这是宇智波斑施展的幻术中为进一步加强幻术控制所设置的一个机关。而金色的骨手出现，勾起了三尾的记忆，那是他惨遭暴力殴打，不得不臣服于一个忍者的痛苦记忆。宇智波优并不知道三尾为什么陷入呆滞，但这不妨碍他迅速靠近。须佐能乎的双手毫不犹豫地扣住了三尾的脖颈，将他的脑袋牢牢固定在海面上。三尾当即清醒过来，开始拼命的挣扎，试图摆脱这种极其危险的姿态，但他的力气并不能摆脱须佐能乎的固定。肌肤的恐惧达到了全新的高峰，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嘶吼，全身的查克拉疯狂地流向微微张开的嘴巴。三尾肌肤开始拼命了，他不顾自身的安全，强行凝聚尾兽玉，准备用尾兽最强的力量对抗宇智波家族最强的力量。宇智波优此时的痛苦并不比三尾轻，肌肤的拼命挣扎无法撼动须佐能乎，但因此造成的瞳力消耗却是翻倍的增长。骤然增加的瞳力流量远远超出了三勾玉血轮眼的承受上限，宇智波优的眼前突然一黑，他失明了。好在剧痛和奇痒的感受告诉他，身体的自愈能力在正常的发挥作用，双眼的失明只是暂时的。就算是失明也没有关系，宇智波优能够感知到三尾正在疯狂聚集查克拉，能够感知到自己交给三轮雅士的那柄道法自然的苦无，以及远方海面下的那柄道法自然苦无。这一次我冒险的成功率是多少呢？没有时间估算，也许只有 50% 吧。天道在上， 50%啊，这和自杀有什么区别？如果不过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就是唯一的一次机会，我怎么可能冒险？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呢？宇智波优拍了拍紧紧抱住自己脖颈的三轮雅士，可爱的梨花猫似乎通过直觉发现了什么。不论宇智波优怎么劝说，他也不肯离开，无论如何都要和铲屎官待在一起。梨花猫甚至还说，就这一次，我就再也不陪你冒险了。宇智波优因为失明，没有能够捂住梨花猫的嘴，结果让他插下了好大一杆旗。他苦笑着无声质问，为什么要给我竖旗呢？宇智波优甚至有点想要放弃了，直觉中这是唯一一次机会又怎样？不去冒险，他至少还能活200年，总比现在去送死好啊。但宇智波优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他要为自己的仙道搏一搏。是啊，逆则成仙，顺成人，修仙者从一开始就是逆水行舟，放弃可绝不意味着停留在原地，而是会在天地逆流的冲击下一泻千里的失去所有。不，哪有这么便宜？仙道岂容修者退缩？恐怕根本不会有什么衰落和后退，放弃者在逆流的冲击之下，只有船夫人亡这一个结局吧。继而拼命或许会死，但退而放弃死路一条。既然如此，那就拼了。宇智波优用左手紧紧地搂住三轮雅士，伸出右手向着最近的那柄道法自然苦无的位置虚握一把。飞雷神之术发动，他直接落到了三尾的右眼眶前，抬起来右手摸索了几下，就摸到了弹弹软软的巨大眼睛。宇智波优没有丝毫的犹豫，摸出一柄苦无就狠狠地捅了上去。他如今的身体素质非常夸张，尤其是双手的力量大的惊人，速度也是快的惊人。他手持苦无倾尽全力的一击，足以将苦无插入厚实的金属板中。但宇智波优这全力的一刺并没有穿透三尾的眼睛，从手感的反馈来看，阻挡了苦无的正是那层触感弹软的薄膜——眼睛的眼角膜。别看这层眼角膜柔软而没有硬度，但三尾眼角膜的韧性绝对是超乎想象。要知道，三尾的眼睛极其巨大，玻璃体的直径达到了惊人的3米，能够将如此巨大的眼球维持住相对完美的球形，全靠眼角膜的韧性束缚。所以说，想要击穿这层薄薄的防御，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宇智波优在心中紧张地计算着瞳力流失的速度、自身查克拉的存量、三尾尾兽玉凝聚的时间，以及自己接下来2个术士的消耗。查克拉和瞳力告急，不能再使用忍术，要给最后一次飞雷神之术留下余量。
仙法？我有什么仙法能够攻破三尾的眼睛防御？只有神通雷法。经脉中的雷灵自然能量从百会穴倾泻而出，直冲到数千米的高空，吸引着自然中的雷灵聚集。让宇智波优深感意外的是，三尾之前的战斗行为已经提前聚集了海量的雷灵自然能量，天地间的电荷已经形成了让头发竖立起来的静电力场。这让宇智波优忍不住生出了错觉，似乎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伟大的意志，他精心而巧妙地编织着不同的命运。正是因为自己不惧死亡的危险，坚定地选择和三尾基辅战斗，才能够发现命运对于勇敢者的奖励。既然得到了命运的眷顾，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宇智波优伸手向天空一指，以自身雷灵自然能量为材料，编织了一条沟通天地的雷霆通道。瞬间，一道超强的闪电直接击中了三尾的右边眼球，坚韧的眼角膜根本不能阻止闪电的贯穿。伴随着撕拉的撕裂声，三尾眼睛的眼角膜破了，接着是哗啦啦的水声响起，还有咕嘟嘟的沸腾之声，三尾的惨叫声更是响彻云霄，丝毫都不比一闪而过闪电弱。失去眼睛的疼痛让三尾发了狂，现在他再也不考虑逃跑，一门心思只想着杀死站在自己右眼眶的忍者。他不再顾忌疼痛，也不考虑死亡的可能，全力以赴的凝聚尾兽玉，哪怕是只能提前1秒杀死可恶的忍者，那也是极好的。宇智波优现在的形象相当狼狈，刚刚他先是被闪电的余波扫了一下，整个人变成了漆黑的烫发卷，紧接着又差点被泄露出来的滚烫的玻璃体溶液淋了一身。但他既没有清洗身体，也没有更换衣物，他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去考虑别的东西了。随着眼球的破裂，一股强大且纯粹的水遁查克拉泄露而出，但无比纯粹且生机勃勃的水灵自然能量也随之散发出来。宇智波优的本能在尖叫了，每个细胞都在越俎代庖，疯狂地制造着发自灵魂的饥饿感。身体在催促着宇智波优要立刻得到这个水灵的产物，然后在第一时间吃掉它，完成自身最后一次的筑基突破。宇智波优毫不迟疑地钻进了三尾的右眼眶内，双手顺着自己的感应，在眼眶内的各种黏糊糊中摸索。三尾基辅并没有因为眼睛受伤而发狂，恰恰相反，他强忍着眼睛的剧痛，全力以赴地加快了查克拉的聚集。随着阴盾和阳盾查克拉以2:8的比例融合，一团拳头大的黑色能量球在基辅的口中凝聚而成。早已汇聚在口中的查克拉疯狂涌入，漆黑如墨的能量球急剧膨胀，基辅的嘴巴也张得越来越大，但他的脑袋却慢慢的低垂下来，将嘴巴对准了自己面前的大海。三尾基辅竟然打算直接在自己的脚下引爆尾兽玉。宇智波优就在三尾的眼眶内察觉到了他头部的动作后，马上就猜到了尾兽想要和自己同归于尽的意图。当然，三尾的计划肯定不是同归于尽，没有哪只尾兽会脆弱到被自己的尾兽玉炸死，当然尾兽玉会打得他很疼，但他是特别想要挖自己眼珠的人类去死，为了防止这个人类跑掉，宁可自己承受尾兽玉的伤害。宇智波优的心脏在狂跳，现在不用什么直觉和危险预感，全身每一个细胞都知道危险了，但他却咬牙继续摸索，甚至还控制着双手摸索的速度，以免在忙乱中错过无上的宝物。就在尾兽玉急速膨胀到极限的时候，三尾拼着脖子被手骨抓得血肉横飞，猛然发力挣脱了须佐能乎的束缚。他将脑袋狠狠地向下一甩，将宇智波优和自己眼眶里的一切都甩了出来，然后毫不迟疑地吐出了口中的尾兽玉。宇智波优被甩到了空中，失败的绝望源源不断地涌出，但这些念头都在第一时间被熟练地消灭。他用左手抱着三轮雅士，右手和双脚尽量张开维持平衡，试图在这最后的时间再争取那么一下。突然，三轮雅士睁大了眼睛，伸出一只爪子指向空中，喊道：优，2点方向，距离6米，高度3.5米。双眼失明的宇智波优毫不犹豫伸出右手，五指分开，像猫爪一样探了出去。风灵自然能量从他的手中透出，青色的风构成了手掌样子，猛然伸出数米，对着三轮雅士描述的范围狠狠地捞了一把。在这一瞬间，宇智波优笑了，他能够感觉到风灵之手抓住了一截软乎乎的东西，通过风灵自然能量之手，他已经感受到了浓烈的水灵自然能量正在从这个软乎乎东西向外散发。终于找到了，宇智波优再也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立刻发动飞雷神之术，就在巨大的尾兽玉越过他冲向海面的时候，离开了这片危险的战场。下一刻，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出现在一处幽深海底，骤然变化的环境，尤其是从海面到数十米深的海底，从一个大气压骤然增加到数个大气压，让宇智波优感到了严重的不适。但不等他做出更多的反应，他就感觉到胸口一闷，身边的海水也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小气泡，在他的皮肤上撞击炸裂，带来密集的刺痛感。宇智波优明白了，这是有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掠过，造成海水中的压力剧烈变化。受到压力巨变的影响，海水的气溶性质随之巨变，大量的空气被分离出来，形成了密集的气泡。宇智波优的肺遭到剧烈压缩后猛然扩张，撕裂了肋骨之间的呼吸机，但是他的自愈力此时正在强力的发动，这点小伤可以说是即出即消，因此他感到的仅仅是胸闷。三轮雅士又有不同，压力变化对他小小的个子影响很小，而柔软如水的身躯更是能够直接将压力变化消弭于无形。冲击波掠过后，宇智波优很快判断出来，这是尾兽玉触及海面爆炸后在海水中形成的横向冲击波，而这个冲击波的强度证明自己现在的距离是安全的。就在宇智波优仔细感知远处三尾的情况时，三轮雅士的自然能量缠绕到了宇智波优的身上，他的声音随之在心中响起：哟，你拿到东西了喵？拿到了，但是我的视力还没有恢复。梨花酱，你跟我说说，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也说不好喵，软软的，长长的，有点像是你以前买过的牛筋喵。奇怪了，三尾的眼睛里居然有类似牛筋的东西，它是怎么长的呢？
我不知道喵，我再仔细看看。三轮雅士划着水游到了宇智波鼬的右手边上，张开自己的爪子，点燃蓝白色的火焰，借助火焰的照明，仔细地观察起来。哟，这个东西是中空的喵，是个管子喵。听到三轮雅士的描述，宇智波鼬忍不住用左手摸了摸，然后又用右手用力地捏了捏，这才发现的确是个管子。越来越奇怪了，难道是血管？不对，不是血管，这个管子里面还有别的东西。一根根的，好像是纤维。真的喵，里面还真的有东西喵。小爪子巴拉巴拉，软软的喵，一碰就断了喵。但是自然能量好纯粹喵。随着狸花猫的一阵抓挠，管子里的纤维出现了大量的碎渣，在海水中快速的碎裂溶解，释放出了极其强烈的自然能量，并且毫无违和的融入到周围的海水中。突然，宇智波鼬的身体深处涌现出了熟悉的饥渴，就像第一次看到奇物金属，又或者首次得到章鱼珍珠，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感受。他哑然失笑，终于找到了，原来不是这根管子，而是缩在管子里面的柔软纤维，难怪自己抓住了东西，身体却没有表现出该有的渴望。于是宇智波鼬没有任何的犹豫，他轻车熟路的将右手举起来，对准自己的嘴巴用力一挤，将管子内全部的纤维都挤进了嘴巴里。也不用嚼，这些纤维在嘴巴接触到唾液后，直接就融化成了粘稠的胶状物质，顺着喉咙就流淌进了肚子。宇智波鼬甚至产生了强烈的错觉，这种胶质物是主动钻进自己肚子的。随着所有胶质物都吞下去，宇智波鼬感觉到清凉的液体沿着喉咙一路向下进入到胃，就像是喝下了一杯冰镇的薄荷味冰酒，清爽的感觉直冲天灵盖。他不由自主地开口感慨道：啊，舒，咕噜噜。三轮雅士呆呆地看着铲屎官昂首吞下了管子里的东西，然后他又看到铲屎官表情迷醉地开口说话，在吐出大量的气泡后，被迫喝下了一肚子的海水。狸花猫被惊呆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然后他就被自己的铲屎官的糗样逗乐了。还好三轮雅士记得宇智波鼬是怎么喝海水的，他将嘴巴紧紧地闭上，通过心灵之言向铲屎官发出了嘲笑。哈哈哈，喵喵喵！梨花酱，别笑了，赶紧走远点。喵！我现在就要突破了，我觉得接下来我造成的动静绝对不小，是不是会有危险？喵。这应该是最后一次突破了，说不定对我来说就是羽化的蜕变，危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要是留在我身边的话，我担心这危险会波及到你，快走，而且尽量离得远一点。我知道了，喵，我这就离开。哟，需不需要我帮你扶到海面上？不用，我的直觉告诉我，在海底没有问题。你快走，我快要抑制不住了。喵！宇智波鼬突然觉得全身一紧，和三轮雅士的心灵链接断开了。他心中明了，突破开始了。但为什么自己会觉得心慌呢？宇智波鼬首先感受到经脉中流淌的自然能量沸腾起来，而且早已融合的四灵自然能量表现出了分离趋势。火灵自然能量第一个分离出来，火热的火灵向双腿集中，在脚心的位置有了明显的灼热感。随后是风灵自然能量从经脉中分离出来，活泼的风灵向着头部集中，让他的思绪纷乱。接着就是雷灵自然能量分离出来，不受控制的散逸到周围的海水中，再也感受不到了。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自己辛苦锤炼融合在一起的自然能量会再次分离？为什么他们会不受自己的控制，或散或聚呢？宇智波鼬的心中充满了不解，面对未知的情况，恐惧之心油然而生。他知道此时此刻保持心灵的清明是非常重要的，于是熟练地运用心灵镇压技巧，想要消除恐惧之心。但他此时才发现，随着自然能量的分离和各行其事，经脉中仅剩的土灵自然能量也不受他控制了，根本没有办法震动丹田，没办法激发终生涤荡心灵。宇智波鼬顿时凛然，他明白在接下来的突破期间，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意志保持意识的清明了。见鬼了，这哪里是突破，明明是渡劫嘛！上次突破老子就挨了不知道几百道闪电，这一次会打1000次还是上万次呢？为什么会这么难？为什么在忍界修仙会这么难？我才刚刚筑基，甚至连飞都不会呢，怎么就要渡劫啊？这里的老天真邪门！哎呀！宇智波鼬的忍者鞋突然被火焰烧穿，宇智波鼬这才发现自己的视力已经恢复，他赶紧将破掉的鞋子从脚上撕下来。燃烧的鞋子一离开他的脚，灼烧的火焰就被海水熄灭。宇智波鼬发现着火的不是鞋子，而是自己的脚底板，准确的说是涌泉穴。在这一刻，自己上辈子少年时代看过的一段文字浮现在心头，每一个字码，每一个标点，甚至书页上自己撕掉的边角页码都无比的清晰。那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天降火灾烧你，这火不是天火，亦不是凡火，唤作阴火，自本身涌泉穴下烧起，直透泥元宫，五脏成灰，四肢皆朽，把千年苦行俱为虚幻。接下来还有2段文字，也都一一的浮现在宇智波鼬的心头。天降风灾吹你，这风不是东南西北风，不是和熏金朔风，亦不是花柳松竹风，唤作避风，自信门中吹入6腑，过丹田，穿9窍，骨肉消疏，其身自解。天降雷灾打你，需要见性明心，预先躲避，躲得过授予天齐，躲不过就此绝命。虽然他早已证明忍界的仙道不同于自己的所知，但这3段文字中所描述出的灵敏天威，还是让宇智波鼬不寒而栗。尤其是随着这闷烧的阴火真的从脚底板烧起来了，而且没有任何火焰外显的阴火沿着双腿的经脉向躯干蔓延，他慌了。就在他犹豫着是不是要砍断双腿，以自残的方式避开火灾的时候，这火焰的速度突然间白的迅捷无比，直接窜到了小腹部的丹田位置，让他的整个下半身都处于阴燃的状态。这火焰的表现太诡异了，就像他能够读取宇智波鼬的思维一样。阴火经过这一窜，似乎也是后继乏力，
盘踞在丹田之中，不紧不慢地积累热量。宇智波鼬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他只能无思无想，如同一个旁观者那样静静的查。不知道过了多久，宇智波鼬的精神出现了松懈，一个念头浮现出来，没事了。结果他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甚至警惕或后悔的念头都来不及兴起，阴火就像是被泼了一瓢凉水的油锅，火焰突然爆发起来，瞬息间烧穿了丹田。阴火在宇智波鼬的体内升腾而起，如同火柱一样，直直地烧通了腹胸，在胸口降弓附近稍稍停息。宇智波鼬刚刚反应过来，试图做些什么的时候，阴火又一次爆发了，猛然爆裂之后冲过喉咙，最终停留在眉心之间。在这里，火焰得到了史诗级的加强，一股高贵华丽的紫气融入了火焰，让只能感知到热量却无形无迹的火焰在感知中呈现出来了。宇智波鼬发现这股紫色十分熟悉，转念之间他就想起来了，这不是他辛辛苦苦积累的朝阳紫气吗？仅仅是念头的一跳，阴火变成的紫火突然爆炸了，就像是在他的脑袋里引爆了一张起爆符，将他的意识炸得四分五裂。宇智波鼬彻底怂了，他一动不动，一念不起，主打的就是一个服气。我不动了，我躺平了，你还爆发不？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宇智波鼬的念头再次蠢蠢欲动起来。他毕竟还是个活人，活人怎么可能真的做得一念不起呢？经过几次的尝试，宇智波鼬发现没有问题了，他的念头在活跃，紫火也不再爆发了，这才放心大胆地开始自查。此时宇智波鼬的状态非常奇怪，他明明记得自己在紫火最后一次爆发中分裂了，但他的意识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的敏锐清晰。他似乎能感受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却是一片混沌，什么都没有。这让宇智波鼬深感怪异，明明在自己的感受中，这个世界是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自己会得到如此强烈的清晰感受的反馈？这实在是彼此矛盾。突然间，宇智波鼬看到了紫火，就在这个混沌的世界中跳跃而出，紧接发生了如同开天辟地一般的大爆炸。在宇智波鼬的意识注视下，华丽的紫火在混沌之中开辟出了一方世界，很小却足够完整的世界。随着虚空中的紫色火焰温度逐渐降低，火焰的色彩也随之变成了纯白色。无数的东西在纯白火焰中孕育诞生，物质、能量、规则、重力。宇智波鼬突然惊觉，这一切并不是自然的诞生，而是按照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来的。他好奇地尝试着想象了天庭、南天门、昆仑、月宫等等传说中的神话建筑，甚至想象了33天、奥林匹斯山、9界世界树等等各种各样的神仙世界。遗憾的是，宇智波鼬幻想神话和仙道的努力毫无意义，新生世界依然按照绝对真实的世界完成了构建。宇智波鼬遗憾地摇了摇头，又满意地点了点头。新生世界呈现出来的真实物理世界，反映的正是他自己的三观底层逻辑。虽然非常遗憾的是，他没有办法借助想象的规则实现修仙道路上的作弊，但能够证实自己本质上还是个唯物主义者，他还是很满意的。随着世界构建完成，宇智波鼬突然发现自己的4大星形竟然出现在这里，甚至连多孔章鱼小克也出现在这个世界中。星形能出现在这个新世界，或许能够证明这里就是他的心灵世界。至少曾经是。在紫火加入后，心灵世界发生了更新换代，蜕变为新世界。出现在新世界后，4大星形不再站成正方形，几乎是面对面的对峙，而是各自盘踞在世界的一角。星原占据了南方的火山石林，费离在西方沙漠中奔跑，干戈在东方的沼泽中若隐若现，皮珠则在中央平原傲然而立。星形与各自所在环境融为一体，形成强大的气势，隔空遥遥对峙。小个子的洞洞章鱼小克不知道什么时候溜到了北方湖泊之中，潜藏在水底最深处一动不动。突然，新世界的天塌了，无尽的暴雨从天而降，如同天河决堤般的暴雨覆盖了整个世界。4个星形的气势全开，将自己的地盘牢牢护住，将漫天的暴雨死死挡住。暴雨无处可去，最终全都汇聚到了北方，湖泊变成海洋。在极短的时间内，新世界就经历了一场洪灾。但灾难过后，新世界似乎是补上了最后一块短板，世界明显变得完善了许多。4大星形没有停止他们的爆发，甚至连起手来，对北方海域全力施加压力，让新生的海洋动荡不安，狂风巨浪翻滚不休。压迫的越是强烈，大海的动荡就越是猛烈，直到一股强大的气势从海中诞生，强势的将4股气势逼退，才让大海的风浪平息。是新的星形诞生了。宇智波鼬大为惊喜，他已经猜出来了，刚刚的暴雨洪水都是水灵自然能量在心灵世界中的呈现，这代表着在自己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身体自动的成功的汲取了水灵，自己的突破成功了。甚至连第5星形都在其他4个星形的逼迫下，无比顺利的诞生了。这一次的突破虽然被阴火烧得很疼，也下得够呛，但过程却是出奇的顺利。甚至可以说，宇智波鼬除了吃下那不知名的纤维外，他什么都没有做，一切就水到渠成的完成了。这很合理。筑基期前面每一次的突破都没有这次准备的时间长，尤其是在最后的4个多月，宇智波鼬在找不到突破契机的情况下，每天都坚持努力，最大限度的打磨自身，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现在的顺利就证明自己的每一分努力都没有白费。我得感谢麦特戴和麦特凯，是他们那超凡的毅力和坚持的努力，以及未来凯爹和凯皇那璀璨的绽放，给了我无穷的信心。我能够坚持到今天，坚持到成功，2位骑行种的榜样，居功甚伟。这么算起来，我是欠了他们父子好大的人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这是成道之恩，天大的因果，我得想想该怎么偿还恩情，才能了结因果。宇智波鼬苦苦思考了很久，却始终不得要领。他能付出什么呢？钱、忍术、仙术、体术都不够啊，再多的钱也配不平成道之恩啊！要不要把他们都杀了？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什么因果都不存在了。
这个邪恶的念头刚刚冒出来，宇智波鼬自己就笑了，这也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想出来的邪道，看似痛快，实则天坑。所谓的因果可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天道也不会像国家法律那样严格的制约着每一个修仙者。因果只在修仙者的心中是发自本心的认为自己欠了账，还账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了结因果的方法。难道杀了人，自己的本心就会觉得一切都完了？哪有这么容易？真的要是能够做到这一步，他用不着杀人就能将这段因果忘掉。我觉得如何就如何，这可是自我意志完全掌控本心，是太上忘情大成的神通，是一切修仙者的最高追求。就算是能够做到，忘情本身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太上老君如果沾染了因果，他会用9转金丹还账，以100倍报之的方式了结因果，而不是将这段因果忘掉。所以肯定是不能用杀人来了结因果的。宇智波鼬努力地回想，麦特父子究竟缺什么？众人的认可吗？是的，麦特戴和麦特凯非常希望能够得到木叶忍者的认可，但没有获得他人认可的时候，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努力。有用，但是不够。终于宇智波鼬想到了，麦特家还是有无法释怀的遗憾，那就是生命的延续。麦特戴璀璨的爆发后死亡，麦特凯难道不遗憾吗？麦特凯功成名就，最后却将自己的精神和衣钵传给了小李，难道他不会遗憾自己没有留下一个姓氏为麦特的儿子吗？我要保住麦特戴的生命，让他能够寿终正寝，死前能够看到自己的孙子和重孙子。我要让麦特家族3代安康，子孙绵延，以此偿还成道之恩。足够了。宇智波鼬顿时豁然开朗，仿佛1000斤重担卸掉了500斤，整个人都觉得轻松了许多。随着他的心情变化，新世界北方海域中跃起了一条大鱼，特别大的鱼。好吧，其实这条鱼的个头也没有那么大，大约是体型第2的新型皮蛛的10倍。但不知道为什么，宇智波鼬看到这条鱼就是有种他特别的感觉。而且不知几千里这个词总是浮现在脑海中，宇智波鼬明白了，这条鱼不是一般的鱼，它是鲲。水龟属肾，所以这是肾鲲。武灵圆满，五行俱全。宇智波鼬欣喜万分，这是筑基大成了呀！满心欢喜的他按照脱离心灵世界的方法向上猛然一跃，果然他的意识开始拔高，很快他就脱离了新世界。随着意识继续拔高，新世界的全貌展现在宇智波鼬眼中，那是一个被紫火包裹的星球。他远离的速度越来越快，新世界越来越小，迅速变成了一个光点，直到光点彻底消失，意识突然跳出到了熟悉的世界。宇智波鼬清醒过来了，他牢牢地记住了回归后的视角变化，终于确定自己是从眉心处脱离的。新世界在眉心的泥丸宫，那里是紫府啊！果然，新世界紫府就是自己的心灵世界。认知中的仙道知识又多了一个和忍界仙道对应的点，宇智波鼬十分开心，他嘴角微微勾起，面露微笑。但勾起嘴角的动作居然引起了剧痛，宇智波鼬的微笑凝固了，接着更大的疼痛如同海啸一般向他扑来，瞬间就将他淹没了。疼，头疼，脸疼，脖子疼，胳膊、全身、脑袋哪都疼。开辟了紫府的紫火并没有熄灭，它依然保持了阴火的特性，在宇智波鼬全身各处燃烧着。紫火将他的身体当作材料断烧，自愈力让断烧后千疮百孔的身体迅速恢复，然后紫火再次断烧，如此反复。这个过程不管反复，宇智波鼬的身体得到了不断的强化，但因此产生的疼痛同样也是反复不断的出现。这痛苦可没有因为持续的时间够长而减弱，也没有出现任何的麻木，因为除了内脏、骨骼和肌肉，连神经都在紫火断烧的范围内。不断更新强化的神经，让宇智波鼬获得了更加快速的反应，以及更加敏锐、更加细腻的感受。对，就是感觉更疼了。就在宇智波鼬疼得受不了的时候，紫火终于开始消退，还是从脚底的涌泉穴开始，迅速的向上回缩，越过丹田，退出将宫，最后全部归于紫府。结束了。宇智波鼬感受着被紫火断烧过的身体，骨骼坚固强韧，内脏活力满满，肌肉饱满坚韧，神经敏锐细腻，比突破前强大了10倍不止。他笑着尝试活动一下身体，却发现身体竟然异常的僵硬，所有的关节都像是生锈的轴承，发出咯吱吱的声音，却根本无法转动。这样的身体状态只能证明突破并没有完成，而是只完成了第一个阶段。联想到汇聚在百会穴的风灵自然能量，以及散逸到周围的雷灵自然能量，宇智波鼬顿时毛骨悚然。难道这最后一次突破像阴火断烧的强化还得再来2次？即便是在海底，他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在这口凉气还没有吸完的时候，百会穴中的风灵自然能量果然爆发了。就像菩提祖师吓唬猴子时候说的那样，宇智波鼬感觉到风灵自然能量变了。风灵化作无法形容的怪风，从百会穴一路向下，管入了五脏六腑，以丹田为狂风中心，最后从身体的9窍中透体而出。宇智波鼬所想的透体而出是真实不虚的，有风从他的身体穴窍向外喷发，尤其是在某个穴窍那里，无论怎么解释，那都是在放屁，相当尴尬。尤其是在海底，从身体里冲出来的风会变成大大小小的气泡，一串串的向上漂浮，这让宇智波鼬看起来就像是人形气泵，咕咕嘟嘟冒着泡泡。而且从自己身体里喷出来的气居然是有颜色的，红的、黄的、绿的、紫的，可以说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颜色。用波棱盖想都知道，这么有色彩的气体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味道。宇智波鼬现在十分的庆幸自己这次突破的位置是在海底，否则自己是真的要大难临头了。要是在突破过程中被自己的屁给熏翻，那可就要闹大笑话了。要知道三轮雅士并没有躲得太远，他正在全程旁观自己的突破呢。这事要是被狸花猫知道了，他能笑整整1年，而且只需要几个小时，猫城堡所有的忍猫都会知道了。用不了多久，
宇智波家族也会传遍。就算宇智波鼬的脸皮厚实，也绝对顶不住这么恐怖的打击啊！宇智波鼬胡思乱想，尽量的放飞自己的思绪，分散注意力，尽最大的努力减轻身体的痛苦。败风是什么？宇智波鼬并不知道，但他知道正在身体内肆虐的风灵绝对不简单，配得上这个一听就很不简单的名字。这股风充斥在身体内的每一个角落，就像是无数的锋利刮刀，对每一个细胞进行刮痧服务。疼，那是必然的，但却不是最让人痛苦的感受。如果有的选的话，宇智波鼬宁可选择让疼痛增加10倍，只要能够不让他感受到这前所未有的酸，他就会觉得万分满足。他一直觉得痒痒是最恐怖的感受，痒痒的很了，人就会生不如死，甚至会主动制造伤害，用疼痛掩盖痒的感受。但今天他知道了，原来酸一点都不比痒痒差，不，酸比痒难受100倍。那发自关节和每一根肌肉纤维的酸，那心肝脾肺肾中无法言喻的酸，那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缓解的酸，直冲脑门，灌入灵魂，让宇智波鼬徘徊在发疯的边缘。是的，痒痒了还能挠挠，痒得很了，甚至可以挠出血，只要疼了就不会那么痒了，至少人是知道该怎么缓解痒的。可酸怎么办？挠一挠还是割一刀？不会有用的，因为酸痛不分家，不论多么可怕的疼痛都不会掩盖酸的感觉。实际上是反过来的，剧烈的疼痛可能会被强烈的酸掩盖，减轻痛觉的强度。最要命的是，宇智波鼬知道酸的感觉是有好处的。随着风灵在每个细胞上刮痧，紫火煅烧造成的各种废物正在被清除，就像是用钢丝球打磨生锈的零件一样，在令人牙酸的摩擦之下，斑斑锈迹逐渐消失，零件正在白得明亮洁净。在无尽的酸爽痛苦中，宇智波鼬的身体不再僵硬，身体的灵活性迅速恢复。有这么强大的好处，他自然是心甘情愿的咬牙坚持，只是在心中默默的祈祷，酸爽的风灵洗身尽快结束吧。宇智波鼬的祈祷非常有用，风灵的力度很快就下降了，充斥全身的酸痛迅速缓解，宇智波鼬的微笑也回到了脸上。看来要结束了，也不过如此嘛。这个念头持续了好久，直到风灵自然能量彻底消散，他的身体感受到了麻酥酥的静电力场，宇智波鼬才意识到自己居然给自己插旗了。而且他可是在海底，周围全都是海水，为什么还会有静电力场的感觉？雷灵自然能量终究和自然雷电是不同的，就算是隔着海水这种电的两导体，依然能够准确锁定宇智波鼬，这让宇智波鼬十分的失望。他之所以放在深深的海底，依靠自然能量的内循环憋气突破，就是被上次突破时的闪电打怕了，想要利用海水导电的道理躲避雷霆的打击。因为他亲身的体验让他知道，雷击是真的疼，那可是触及灵魂的疼痛。但现在证明，宇智波鼬没有能够将狗道大师兄的灵感用好，普通的海水挡不住雷灵自然能量的打击，他是真没有足够的超凡知识储备，打造不出来忍界版本的法爷鸟笼。宇智波鼬深深地叹了口气，知识不够就只能用肉来凑。只见高空之上，一道闪电直击海面，明亮的蓝紫色闪电竟然穿过厚厚的海水，准确地命中了宇智波鼬。闪电的光芒将海底完全照亮，散逸的电弧打得无数动物痉挛着漂浮了起来。被直接命中的宇智波鼬却是惊喜莫名，原来他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痛苦，反而是觉得神清气爽。当闪电加深的那一刻，宇智波鼬才知道神通雷法并不是单纯的主动攻击神通，它还是针对雷霆的被动神通。强大的闪电击中后，绝大部分威力都被雷法免疫，只有不到1/1000的闪电威力打进了宇智波鼬的体内。让他深感惊喜的是，这股足以电死普通人的电流竟然没有伤害他的身体，也没有带来剧烈的疼痛，反而是重启了他的身体。在被闪电击中之前，宇智波鼬并不觉得身体有什么问题。经过紫火的煅烧，又被避风刮痧清扫，宇智波鼬自觉身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力量、速度、反应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身体力量和神经反应速度的增长幅度最大。他甚至觉得自己现在的神经反射速度应该不亚于3轮雅士了。但被闪电扫荡过后，宇智波鼬体验到身体的变化之后，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之前自己的身体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问题。人体是极端复杂精密的系统，组成人体的是力量、神经、骨骼、消化、循环、呼吸、免疫、遗传等等复杂的子系统，协调是生命健康最重要的指标。经历了火灵的强化和风灵的清理，宇智波鼬的身体获得了巨大的强化，但组成人体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也彻底不存在了。他感觉到的强大，是各个子系统的强大属性硬生生堆起来的。实际上，因为严重的不协调，子系统之间的冲突最少抵消了一大半的强化结果。不协调造成了1+1小于2的结果，这可不是什么小问题，而是在关键时刻就要命的隐患。如果他不能及时的察觉，不针对性的进行训练，身体的不协调还会持续加剧，导致他的力量持续下降。如果这种不协调发展到最后，必然造成严重的病变，甚至是直接威胁生命。比如说，健美运动员是世界上最容易猝死的人群，他们的脆弱远超996甚至007的苦逼，导致猝死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们辛苦锻炼出来的壮硕且健美的肌肉。单一系统的过度强大，造成各系统之间的不平衡，严重压迫至关重要的循环系统，让心脏和血管不堪重负，长期处于超负荷运作状态，自然会随时随地罢工。好在宇智波鼬身体只是不协调，问题没有到失去平衡那么严重，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困难。只要让身体感受到足够的威胁，刺激各个系统全力以赴，合作抵抗外来的伤害，就能够达到初步的协调。闪电正是最适合的力量。事实上，也只有闪电才能够渗透到身体深处，同时让身体全部的系统受到伤害，进而促成最全面的协调与平衡。咔嚓，再次挨了一次闪电，
宇智波鼬张嘴吐出了一连串的泡泡，他仔细的思考了之后，便手脚并用向海面游去。因为神通雷法，他能够免疫绝大部分的闪电伤害，这当然是好事。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神通的存在让渗透进身体的电流严重不足，无法激起身体的危机反应，难以深层次的重塑身体平衡和系统协调，所以他需要到海面上去接受更猛烈的闪电攻击，让自己的身体彻底被激活。如果海面上的闪电威力还是不够的话，他恐怕还得主动引雷，以数量弥补强度的不足。真是见鬼了，别人突破力劫都是千方百计的提高防御，削弱天劫威力，为什么我渡劫的时候就得主动增加伤害，努力增加天劫的威力呢？这不公平，都是人界的错。待我仙道大成，我一定要倒反天罡，打倒并重塑这个变态的天道。宇智波鼬咬牙切齿的赌咒发誓，全然没有意识到他是不能随便发誓的。他的这些话有个专门的术语，叫做发大宏愿。据说佛祖曾经连发48道大宏愿，从洪荒世界的天道那里借贷了无穷的力量，凭借庞大的力量，佛祖才能立地成圣。人界的天道不全，没有力量借贷给发宏愿的宇智波鼬，但是发宏愿却是真实的。等到宇智波鼬仙道大成，他还是要还愿的。不能够为忍界重塑天道的话，他宇智波鼬就没法继续前进，道途断绝，前行无路就是下场。洪荒的佛祖属于是贷款开公司，虽然之后要努力10000年还贷，但佛祖可是提前不知道多少年成圣做祖了，不但能够提前享受力量和地位，而且还贷能力也是杠杠的。人界的宇智波鼬就惨了，他这属于是贷款买了个只有地基的烂尾楼，明明什么都没有得到，却背负了一身的债务。人界的天道属实是黑心，但任何事都有两面性，被天道坑了也是福祸相依的。宇智波鼬未来当然会遭遇重重困难，但当他成功完成天道重塑的那一刻，他也自然会成为天道的掌控者。在人界这一方天地，他将心想事成，无往不利。当然，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忍界对于宇智波鼬来说，很可能只是熟悉的、温馨的，同时也是小小的家。如果那时的宇智波鼬还能保持年轻新锐的心，忍界甚至会被他视为束缚，妨碍了他迈向远方的脚步。三轮雅士四只爪子用力抓住海面，费劲挣扎着来到海面，刚刚将身上的海水抖落干净，结果又有一排大浪打来，将他淋了个透湿。真是的，大海对于我来说真是太不方便了，还是优的肩膀高度好。狸花猫抱怨着抖动身体，并且驱动火灵自然能量，让自己的毛发彻底干爽。三轮雅士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眼睛却是紧紧地盯着远处，在那片风浪的源头，闪电密密麻麻地垂落到一个点上，将雷云笼罩下的大海照耀得无比明亮。闪电的唯一落点就是三轮雅士的道侣宇智波鼬。凭借着敏锐的视力，在尽力缩小瞳孔之后，三轮雅士看到了闪电中心的自家铲屎官。让他惊讶的是，宇智波鼬似乎没有感受到痛苦，他甚至张开双手，主动地迎接闪电的到来，仿佛那落下来的不是闪电，而是温润的热水。他也不是在承受闪电的拷问，而是在沐浴雷霆的洗礼。三轮雅士顺着宇智波鼬的双手向上方的雷云看去，终于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雷灵自然能量编织的引雷线。引雷线是宇智波鼬引以为傲的仙术落雷的前奏，他这么搞显然是把自己当作目标在攻击。狸花猫百思不得其解，笨蛋又在干什么喵？自己打自己有什么好处喵？奇怪喵，上次突破被雷打的时候，他可是到处乱跑的躲避喵，搞不懂喵，等他完事再问喵。三轮雅士根本想不到，现在的宇智波鼬正在狂笑，他甚至笑到面容扭曲，嘴巴咧甚至到耳朵根。哈哈哈！宇智波鼬笑得如此肆意，疯狂和扭曲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狂笑四杰。要是被宇智波斑看到他现在的模样，战场武王都被吓一跳。当然，宇智波鼬他不想笑的，他是想哭的。喵喵的，幸亏有闪电和雷声掩盖，我现在的样子和狂笑，要是被人看到听到了，不会杀人灭口的。雷霆洗身到底是有风险的，但他也不该这么精准的命中我的神经系统啊！自从来到海面，就不再只是雷灵自然能量攻击宇智波鼬了，密集的自然闪电同样落到他的身上。在数量的堆积下，雷霆洗身的效果直线上升，宇智波鼬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协调性迅速提高。随着生命系统的协调进步，他更是觉得世界正在变得清晰。稍微的适应之后，就发现曾经的感觉是那样的模糊，尤其是在视觉方面进步最大，不论动态视力还是视野清晰度，他的感觉都像是从 720P 高清一跃进化为 4K 超高清。亏宇智波鼬还一直觉得三勾玉写轮眼也就那样，现在他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实力限制了写轮眼的能力发挥，尤其是神经系统的制约最大。也就是在雷霆的洗礼下，他才发现自己的视神经强化了很多，就连神经管的直径都已经增加了1倍，几乎达到了眼球直径的2/3。这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身体是修仙者最重要的宝物，宇智波鼬对自身的监控极强，他清楚记得在突破之前，自己的视神经管只有小拇指那么粗。就在突破的这段时间内，视神经至少增加了6倍，实在是不可思议。随着时间的推移，雷霆洗身带来的增强断崖式的下降，宇智波鼬也开始感觉到雷霆通过身体时产生的疼痛越来越强了。他知道这是身体的协调已经完成，自己的突破已经完成。虽然并没有达到极限的完美程度，但宇智波鼬笃信万事不可求全的说法，而且他更加担心过犹不及的情况出现。尤其是他刚刚突破，身体各种系统都得到了火灵的强化，还经历了风灵的清洗和雷灵的激活再平衡，他根本无法把握最完美的标准。如果继续接受雷霆洗身，很有可能将好不容易建立的平衡摧毁，出现更加严重的身体缺陷。宇智波鼬明智地收回了引雷线，并控制雷灵自然能量和风灵自然能量对天上的雷云进行驱散。当自然能量冲向天空的时候，
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控制力变强了，对于自然能量能够做到如臂使指。只要心念一动，自然能量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再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考虑如何引导或推动。甚至他只要想要风吹，风铃自然能量就立刻勾勒出自己最熟悉的仙术结构，变成一阵狂风驱散雷云。惊喜还不止于此，驱散到一半，宇智波优发现自己和雷云有了相当强烈的感应，于是他举起右手，以手部的动作引导自己加强注意力，尝试着操控雷云。没想到随着他的右手向左一掰，雷云竟然随着他的动作翻翻滚滚向左移动了，太阳的光芒随之洒落到宇智波优的身上，将他全身都涂上了一层金光。宇智波优惊呆了，他喃喃地说道：难道这就是天人合一，我心即天心，天地即我身？他立刻尝试的挥手，尝试调动自然中的风铃自然能量，在数百米外按照他的意志，一道旋风突然出现。惊喜莫名的宇智波优双手合十，一道水柱冲天起，因为紧贴着旋风风柱，两者很快就相互融合，形成了一道水龙卷。我的天啊，老子牛逼大发了！宇智波优兴奋至极地进行了更多的尝试。他发现他能够驱动的自然能量有所不同，最容易驱使的是脚下的水灵，然后是天上的雷灵和空气中的风灵。火灵则非常困难，宇智波优憋了半天劲才能挤出一团火苗，大约就是蜡烛的火苗。这很好理解，在大海上火灵自然能量就是最少的，毕竟周围也没有火山岛之类的自然火源。但宇智波优也有无法解释的现象，就在脚下40米左右就是海底，但他完全无法调动土灵自然能量，哪怕是潜入海底脚踩海床也仍然不行。就在他苦苦思索着其中的缘由，并且尝试设计实验方案的时候，三轮雅士找过来了。他看到雷灵自然能量聚集的雷云开始移动，判断宇智波优的突破已经完成，马上就跑了过来。喵呜一声，白花花的梨花猫就扑到了自己的专用位置，它的样子吓了宇智波优一跳，开口问道：梨花酱，你身上这白色的都是什么东西？是盐喵，快帮我洗掉喵，我不会水遁。三轮雅士喵喵的祈求铲屎官帮助，从他愁眉苦脸的表情还有吐出来老长的舌头，宇智波优猜出来这只小猫肯定是舔了自己毛上的盐，被狠狠地哭到了。宇智波优看着狼狈的梨花猫，笑着问道：梨花酱，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在身上弄这么多的盐，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说着，他手掌平举，手心向上，微微向上一托，就从海水中分离出来一团纯净的淡水，围绕着梨花猫的身体快速地清洗它身上的盐渍。三轮雅士闭上眼睛享受被清水冲洗，开口解释道：今天的浪太大了喵，总是把我的身体打湿。哟，你知道的喵，我不喜欢身体湿透的感觉，所以我就都快速的把水分蒸干喵。不知不觉的就在身上留下了好多的盐分，很难受的喵。我试过用舌头清理盐粒子，但盐是又苦又咸，舔了就非常难受的喵。而且我又不会水遁，只能求你帮忙喵。对了喵，哟，你突破成功了吧？三轮雅士用的是询问的口吻，但他的语气是非常肯定的，显然是对于宇智波优的成功有着绝对的信心。开口询问只是确认一个结果。宇智波优微笑着回答道：当然是成功了，太好了喵，变强了很多喵。力气大了10倍，奔跑速度快了1倍，反应速度也提升了好多。仙术方面我吸收了水灵自然能量，现在体内已经是5灵俱全，而且自然能量正在重新融合，好像是在孕育着什么。总之是变强了很多。宇智波优用手指梳理着打结在一起的猫毛，又补充道：对了，我还能操控在自然中的自然能量了。就像这样，他伸出右手向前一抓，空气中离散的风铃自然能量聚集起来，形成了一道小小的风柱。三轮雅士和宇智波优相处的时间够长了，他非常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因此看着风柱的眼睛里全是星星。梨花猫发自内心的赞叹道：居然是天人合一喵，真是太帅了。宇智波优却龇牙咧嘴的否定道：还不能确定是天人合一，因为我现在和周围的联系正在不断减弱，能够控制的自然能量强度下降的飞快，我现在非常怀疑是突破带来的提前体验福利，还是现实体验版本的。另外，在我控制力很强的时候，我也不能控制土灵自然能量，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宇智波优双手一摊，半是无奈半是洒脱的说道：总之我还不能确定，真让人烦恼啊。三轮雅士明白他的得意，于是凑趣的捧哏道：虽然是烦恼，但也是幸福的烦恼喵。宇智波优闻言满意的点头，伸手和梨花猫的小爪爪击掌，然后他们一起开心的笑了起来。宇智波优成功前进了一步，就意味着大家选择的道路正确，他们前途远大，可喜可贺。至于在突破后是不是能够得到力量，那并不重要，有了固然可喜，没有也不耽误。笑了一阵后，三轮雅士问道：哟，接下来做什么喵？宇智波优扭头看向远处，那里有三轮雅士帮助他定下的一柄道法自然苦无，那里有三尾击斧。他笑了，轻声的说道：我们回去看看三尾自残一击的结果如何了。突破完成后，宇智波优有了更大的底气，他对于三尾的实力也有了充分的了解，自然就想着回去再看看三尾，不为别的，而是三尾身上还有好处，可以试着薅一波。他舔了舔嘴唇，对三轮雅士说道：如果有机会的，我是想尝尝三尾的左眼滋味，风灵自然能量的精华我还没有感受过呢。三轮雅士也是不争气的流下了口水，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次要分给我一份喵。宇智波优理所当然的说道：放心，之前都是为了我突破，不得不全吃掉了，接下来我只是尝一尝，大头都是梨花酱的，那毕竟是风灵自然能量的精华。梨花猫得到了承诺，就开始担心新的问题。哟，我的消化能力比你可差的太多了，我真的能吃喵？宇智波优很有信心的回答道：怎么可能有不能吃的，就算不能直接吃，我也能帮你加工成能吃的好吃的。章鱼珍珠我不就是磨成粉，加工成了你能吃的猫饼，
你难道忘记味道了？喵，记得喵，我最相信幽喵。随着飞雷神之术的发动，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消失了。战场虽然是大海，但大战过后依然是一片狼藉。海面上到处漂浮着三尾的冰晶棱刺，甚至还有不少上有活性的尾兽血肉。宇智波鼬站在海面上，手持从海底捡回来的特制苦物，四处张望，却一无所获。他又静心仔细的感应，同样也没有感应到三尾那特征明显的查克拉。许久之后，宇智波鼬遗憾地说道：“看来我们今天没有口福，三尾基辅已经跑远了。”三轮雅士同样失望的点点头，但他却不甘心的四处张望，问道：“这里漂浮的东西会不会有用喵？”希望不大，这些都是尾兽遇爆炸时从三尾身上震下来的边边角角，就跟我们的指甲头发似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用处。这也太遗憾了喵。宇智波鼬摸了摸三轮雅士的脑袋，试图安慰他受伤的心灵。谁知道狸花猫却突然站了起来，然后更是跳到了宇智波鼬的头上。他伸出爪子向前一指，问道：“那是什么喵？”“是鱼喵。”宇智波鼬顺着三轮雅士的指向定睛看过去，立刻就看到了两个高高拱起的背鳍，那是两条身披尖锐鳞片的怪鱼，正在海中快速的游动。这片海域中到处都是三尾身上掉落的残渣，更有大量的尾兽血液融入海水，因此海水中充满了三尾的查克拉，对普通生物来说具有极强的驱赶力。因此，当宇智波鼬带着三轮雅士回来的时候，这片海域是静悄悄的，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这两条怪鱼完全无视尾兽的查克拉，它们和尾兽一定有特殊的关系。走，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捉到那两条鱼。好的喵，吃不到三尾的风灵自然能量精华，就看看这两条鱼能不能吃喵。宇智波鼬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对于三轮雅士这种第一次见到的生物，默认为食物，思考它好不好吃的性格太满意了，这才是和我合拍的道侣的样子。不过他们还是失望了，两条怪鱼十分的机警，并且十足的胆小，发现他们在靠近后就立刻潜入海底，并且毫不迟疑的远遁千里。这两条鱼的形状十分诡异，体表覆盖着密密麻麻的尖刺，鱼鳍短小，但在水下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宇智波鼬竟然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双怪鱼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三轮雅士问道：“这是什么怪鱼？看起来好奇怪的样子。”宇智波鼬仔细的观察被怪鱼咬了一口的三尾肉块，再回想着怪鱼的样子，他有了一个不太能确定的猜测。他揉搓着自己的下巴，对三轮雅士说道：“这两条怪鱼似乎是专门赶来吃三尾血肉的，非常的特殊。从他们的形象看来，我觉得有可能是鲛鸡。”三轮雅士疑惑的反问道：“鲛鸡？鲛鸡是什么鱼喵？”宇智波鼬加重了语气，再次说道：“大刀，鲛鸡是雾隐村的大刀之一，据说原材料就是叫做鲛鸡的特殊鱼类，能够吞噬忍者的血肉和查克拉。”三轮雅士震惊了：“我不知道，可这能力好像很厉害喵，就像你说的什么吸星大法喵。”宇智波鼬说道：“吞噬敌人的查克拉确实很厉害，但更厉害的还是雾隐村，真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把活物制造成活着的兵器。可惜了，没有能够抓住鲛鸡，不然就能好好的研究一下，说不定这些特性就是这种鱼的特性，和雾隐村的忍刀制造技术无关。”三轮雅士猜测道：“哟，你说的有道理喵，我觉得雾隐村厉害的技术是捕鱼的本事喵。”宇智波鼬赞同道：“梨花酱，你的猜测很有可能，雾隐村盘踞海上数十年，对大海的认识和捕鱼的本事一定很强。”啊，怎么了喵？大蛇丸来了。喵呜！大蛇丸的气息有点衰弱，但他的形象比宇智波鼬可好得多了，也就是头发有点乱，衣服上有2处破口，总体来说还是很整洁的。这让宇智波鼬感到很是好奇，大蛇丸和狗菊史仓的战斗究竟是胜还是败？大蛇丸看着这片海域的样子，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分辨空气中的味道。他感慨地说道：“宇智波鼬，看来我以后得对你用敬语呢。你居然把三尾打跑了！”“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啊！”宇智波鼬下意识的就将否认3连脱口而出。他虽然挖掉了三尾的一只眼睛，但他可没有击退三尾。他试图解释狡辩啊，大蛇丸大人，您看我这样子是能够击退尾兽的样子吗？明明是我被三尾暴揍了一顿。大蛇丸笑眯眯的看着宇智波鼬说道：“那就奇怪了，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呢？这里到处都是三尾的气味，海面上也到处都是他的身体材料，从散布的范围来看，三尾受伤可不轻。”宇智波鼬连连摇头否认道：“我在三尾的攻击下坚持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还是被迫撤退了，真不知道是谁打跑了三尾，反正不是我干的。我可没有说谎，首先我确实没有本事打跑三尾，其次基辅从开始就是自己要离开的。”“你说的很有道理。”大蛇丸似乎是接受了宇智波鼬的解释，呵呵的笑了起来，然后就不再说话了。但宇智波鼬很清楚的看到大蛇丸眼中的光芒深沉无比，或许他也怀疑别的什么人，但对于宇智波鼬的怀疑绝对是一丝都没有减少。大蛇丸这家伙还真是多疑啊。宇智波鼬反过来问道：“大蛇丸大人，你应该是追上4代水影了，有没有拿下他呢？”大蛇丸听到这个问题，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他看也不看的回答道：“我追上了，但没有能够拿下他。水晶之术太讨厌了啊，还有就是万蛇死得太早了，不然我的机会会更大一点。”对于大蛇丸甩锅的说辞，宇智波鼬只当他放屁，完全不放在心上，继续问道：“大蛇丸大人的心情很好吗？您一定从4代水影那里得到了什么，对吧？”“呵呵呵，真不愧是宇智波鼬，你猜得很对。我逼着4代水影许诺，2年内雾隐村绝对不会挑起任何战斗。”“大蛇丸大人，您又在开玩笑了。”“哈哈，被你看穿了。钩举史仓没有对我说这句话，但是我把他带来的雾隐忍者杀了一大半，我可是特意挑选目标才下手的。凡是没有血迹献祭的小忍族以及平民忍者都被我杀了个精光。我特意放走了鬼灯家族、辉夜家族的忍者，然后把血之一族的忍者杀了一大半，
四代水影应该会明白我的苦心。宇智波鼬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大蛇丸这一手可真狠啊！四代水影带来的雾影忍者中，1/3是血迹限界忍族，1/3是小忍族，1/3是连姓氏都没有的平民忍者。大蛇丸拿不下狗菊史仓，但他在战斗中应该占据了上风，具有很大的主动权，于是他就去屠杀撤退中的雾影忍者了。如果大蛇丸没有说谎，按照他的杀法，平民忍者和小忍族遭到了重创，血迹限界忍族再次成为雾影村中强势的力量。为了避免四代水影选择妥协，大蛇丸更是特意削弱了血之一族，在3大忍族中制造出明显的弱点，诱惑四代水影发起攻击。太阴险了，算计得太周密了。只要狗菊史仓还有一点当家做主的野心，他就只能按照大蛇丸的设想开启雾影村的内斗。要知道，雾影村刚刚经历过4个月的内斗，好不容易大家打得累了，又决出了四代水影这个胜利者，这才顺利的平息下去。如果雾影村再次开启内斗，新仇旧恨叠加在一起，酷烈程度将会直接拉满。再加上战败毁了狗菊史仓的威望，雾影村没有了权威的约束，新一轮的内斗绝对不是4个月就能平息的，估计至少要杀上1-2年，杀绝几十家大小忍族之后，因为流血太多，参与者们实在是杀不动了，才会缓缓的平息。如此一来，不用四代水影发誓，他会主动的收缩全部的雾影忍者，关起门来解决内部问题，2年之内肯定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外搞事情了。宇智波鼬举起大拇指表示服气。大蛇丸看到宇智波鼬能够理解他的全部算计，顿生知己之感，得意的哈哈大笑起来。他甚至直接改了称呼，鼬君，你能理解我的计划，真是太好了。四代水影带着残兵败将回到雾影村，整个村子的气氛马上就变得压抑起来。随着3大忍族的忍者各自回家，雾影村很快就被雾影之术制造的大雾掩盖了起来，杀气在浓雾中酝酿，越来越强烈。忍者和村民似乎都闻到了血腥的味道，以至于出现了逃离雾影村的村民。四代水影站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双眼中神光不断变换，显然是正在进行激烈的心理斗争。他在考虑是否重启血雾之力政策，拼着放弃血迹限界家族，保护自己在雾影村的权利，为雾影村的未来争取更大的机会。连续的激烈战斗已经让勾菊史仓疲惫不堪，紧张的思考更是消耗了他大量的心力，他的精神渐渐萎靡。大蛇丸这小子干得不错，替我制造了一个完美的机会。什么人？狗菊史仓暴喝一声，伸手就去拿靠在办公桌边上的珊瑚杖，但他的手伸到一半就停了下来，整个人如同雕塑一样僵硬，他的双眼更是变成了3勾玉的血轮眼。他被血轮眼幻术控制了。白绝无脑的赞美道：“班大人真厉害，只看一眼就控制住了4代水影。”黑绝却关心的问道：“班大人，您的身体没事吧？”宇智波斑闭上眼睛休息了好一会，这才将呼吸重新平稳下来。他示意黑绝擦拭自己额头上的虚汗，开口回答道：“还不错，狗菊史仓的精神陷入了低谷，我没有用多大的力气就控制住他了。”一只白绝很不长眼的凑到宇智波斑的面前，仔细的观察之后，嚷嚷道：“班大人，您的脸色很糟糕也。”下一瞬，这个冒失的白绝就被宇智波斑拍扁。宇智波斑的身体衰老到了极限，以至于不得不依靠外道魔像才能维持生命。但是因为筑间细胞的存在，宇智波斑的肉体力量并没有衰退，他不能进行连续的战斗，却还有随手一击锤死白绝的力量。随手干掉了一只白绝，宇智波斑扫视了一眼其他瑟瑟发抖的白绝，冷冷地说道：“明明就是废物，居然没有废物的自觉，对我都敢评头论足。”黑绝，我在，班大人，下次要挑一个更聪明的白绝复苏，不要再让这种碍眼的家伙出现在我的眼前。遵命，班大人。帮我警戒，我要改写勾菊史仓的记忆，为带土控制雾影村做准备。请您放心，我保证没有忍者前来打搅您。宇智波斑走到狗菊史仓的面前，血轮眼中的花纹扭曲变化，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后，强行侵入了4代水影的大脑，开始一点点修改他的记忆和判断，并在关键点上加入了不可违逆的执念。是不是摧毁血迹限界忍族才能保护雾影村的疑问，变成了必须杀光每一个血迹限界忍者才能保护雾影村的执念？是不是必须重启血雾之力政策才能有效威慑辉夜级的思考，变成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重启血雾之力政策才能杀光辉夜家族的偏执？因为无法战胜大蛇丸的遗憾产生的对于力量的渴望，变成了成为3伟人助力的执念。宇智波斑就这么一条一条的编辑，按照他对未来的计划，逐渐的改变了4代水影狗菊史仓，将他变成了自己计划中的关键一环。利用对方原有的想法强化为执念的催眠方式，是对技术要求最高、对力量要求最低的方式。但对于宇智波斑来说，依然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很快他就开始气喘吁吁，接着血泪也流淌了下来，脸色更是渐渐变得苍白如纸。当宇智波斑完成了一切后，他已经虚弱的完全站不起来，呼吸也变得十分微弱，话肯定也都说不出来。好在黑绝是他意志的延伸，不需要说话也知道宇智波斑需要什么，以及接下来要做什么。在黑绝的指挥下，一只白绝附身到宇智波斑的身上，向他输送查克拉和生命力，并且像一具外骨骼一样代替宇智波斑行动。在白绝的帮助下，宇智波斑顺利地离开了雾影村，回到草之国、雨之国、火之国交界处的地下基地。当黑色管子连接到宇智波斑的背后，他的状态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转，皮肤白得光滑，脸色变得红润，呼吸变得顺畅有力，就好像恢复了健康一样。但宇智波斑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假象，他通过自己和外道魔像的联系，隔空抽取长门的查克拉和生命，才能维持住现在的健康状态。而且这一次外出，在没有外道魔像的支持下，强行使用了万花筒血轮眼，让宇智波斑的身体彻底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连白绝附身都只能维持不死，而不能让他恢复哪怕一点，意味着下一次断开黑管的时间，就是他宇智波斑死亡的时间。
宇智波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不怕死亡，一点都不怕。就他现在这种活法，活着很有意思吗？也许那些个肥头大耳、脑满肠肥的大明愿意这么活着，能拖一天是一天，但他宇智波斑绝对忍受不了。之所以苟且偷生，只是因为他的计划还差一环，差一个能够继承他意志，将无限阅读计划推进下去的宇智波后辈。如果今天这个人出现了，宇智波斑就会毫不犹豫地断开黑管，坦然地面对死亡。要知道，他现在消耗的可是长门的查克拉和生命，是对长门极其严重的伤害，是导致他持续虚弱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挂在长门身上的东西太多了，需要长时间酝养的轮回眼，需要海量查克拉的外道魔像，再加上垂死保命的宇智波斑，掌门的体质再强大，也承受不住这样敲骨吸髓般的压榨。能够早一天找到继承人，就能够早一天去往净土休息，就能让掌门早一天缓过来一口气。之后各种计划，包括他的复活进度，也都能够提前一天。宇智波斑想到这里，开口喊道：“黑爵！”黑爵就像一个最合格的奴仆，悄无声息地从宇智波斑脚下的阴影中浮现出来，恭敬地行礼道：“斑大人，你有什么吩咐？”宇智波斑问道：“宇智波家族中有潜力觉醒万花筒的人，你都确认过了吗？”黑爵回答道：“是的，斑大人，我确认过了。”宇智波斑随手结印，地面上升起一个石墩，他颇为放松地坐了下去，然后命令道：“说说吧，我再也离不开这里了，有足够的时间听你详细描述了。”是，斑大人。黑爵也不需要什么文件，完全凭借记忆就开始叙述起来。首先是宇智波一马，29岁。宇智波斑听到年龄，立刻打断了黑爵，他断然说道：“这个不行，他的年龄太大了。下一个。”是，斑大人。下一个是宇智波龙一，21岁，上忍，觉醒3勾玉血轮眼，在警备部队。大蛇丸和宇智波优用各种话题相互试探，智力、口才和脸皮的交锋持续了10几轮，两个人都开始不耐烦了。喵喵的，和一个不要脸的混蛋斗嘴，真让人烦躁。该死的宇智波优，他圆滑的，我想勒死他，谁教他的？最后还是大蛇丸率先把话说明白：“宇智波优，我想要你的虎部队全套战术，你想要什么？”宇智波优开心的笑了，他干脆利落的说道：“大蛇丸大人，我要绘图转生之术。”大蛇丸立刻点头，成交。宇智波优从怀里掏出一个封物卷轴，解除封印后，展现出足足20多本手抄的大部头。他拍了拍这一堆笔记，然后直接递给了大蛇丸。大蛇丸被宇智波优的操作惊到了，他阴沉沉的笑问道：“你居然不怕我拿了东西，翻脸不认人？”宇智波优还以爽朗的笑容道：“大蛇丸大人是木叶村最聪明的忍者，所以我不怕。”宇智波优的从容和自信心让大蛇丸心头一跳，用最聪明而不是最有信用来形容自己，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他有能力保证交易的执行，完全不担心大蛇丸会耍赖。而且大蛇丸明白，真正能够保证交易执行的能力只有一种，那就是暴力。他暗暗心惊之余，也忍不住泛起了几分好奇。他知道宇智波优确实很厉害，他能够缠住挣脱封印的3尾，还能在尾收玉的攻击下保住性命，实力已经超过了大多数的上人。但是这个年轻的宇智波毕竟才18岁，他究竟凭什么会有足够的暴力，让自己老老实实执行交易呢？大蛇丸可是正儿八经的影级忍者，而且是影级忍者中的佼佼者，想要让他老实交易，起码也得是影级忍者。若干年后，大蛇丸把自己玩残了，实力严重衰退时，对精英上忍奇木卡卡西也是毫不在乎，并不觉得他是个麻烦。以宇智波优的明智和谨慎，他这么暗示大蛇丸，其实就是在宣布我已经是影级忍者了。大蛇丸盯着宇智波优，眼神渐渐凌厉，而被他盯着的宇智波优非常轻松，脸上的笑容也是越来越灿烂。我明白了。大蛇丸咬破手指，结印施展通灵术，召来一条又短又粗的大蟒蛇。这条蟒蛇一张嘴，稀里哗啦地吐出大大小小的上百个卷轴，关键是那些卷轴全都沾满了黏糊糊的白色粘液。三轮雅士和宇智波优同时捂住口子，齐齐向后退了半步。大蛇丸正在卷轴中翻检出绘图转生之术的记录，看到他们两个动作，眼皮子忍不住跳了几下。换成其他忍者做这个动作，大蛇丸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无视，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杀人，不过是蝼蚁罢了，根本不必在乎他们的感受。但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不同，他们是被大蛇丸视为平等的存在，他们的感受就不能无视了。所以在将忍术卷轴递给宇智波优的时候，大蛇丸很认真地解释了几句，这是防止卷轴腐朽的保护液，一点都不臭。宇智波优从大蛇丸手里接过卷轴时，发现粘液确实是彻底消失了，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所谓眼不见心不烦，粘液消失了，他也就没有了恶心的感觉，便打开卷轴仔细地看了起来。只看了几眼，宇智波优就确认这个卷轴不是单纯的禁术绘图转生之术，同时还是大蛇丸的研究笔记，其中包括了千手飞剑的原始版本、大蛇丸改进的4个阶段版本，以及最重要的大蛇丸对于这个禁术的种种思考。他满意的将卷轴收了起来，对大蛇丸说道：“合作愉快。”大蛇丸此时也初步检查完了战术笔记，被其中记载的简单精妙战术深深吸引，更是被成体系的思辨内容所震撼。看到部分涉及到矛盾论的描述，大蛇丸生平第一次体验了到不明觉厉的感觉，以至于他开始怀疑宇智波优的身后还有一位智者。听到宇智波优的话，他反问道：“你的意思是还有下一次的交换？”宇智波优认真的回答道：“是的，大蛇丸大人会有下一次交换的。”大蛇丸沉默了一会，点头答应道：“可以。”就在两人各自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战场时，大蛇丸突然说道：“作为合作伙伴，我提醒你一句，做好准备。”听到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宇智波优并没有惊讶，他问道：“我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最多1个月。”“感谢您的帮助。”
说起来，宇智波鼬这次干的并不比4个月夸张。无奈这一次击败的雾隐忍者中有新任的4代水影，更重要的是还有雾隐村的第一个人助力。击败大人村的影，并且击退人助力，这是忍界最大的战绩。大蛇丸没有办法通过文字游戏掩盖，只能原封不动的报告给3代火影。在2位失败者的光芒照耀下，宇智波鼬将会彻底暴露在3代火影的眼中，接下来就会迎来一系列的反馈。离开汤之国，离开虎部队已经必然，并且大概率会被直接调回木叶村，从此雪藏起来，让他的名头逐渐冷却。好在大蛇丸刚刚承诺，他会帮忙拖延报告，给宇智波鼬争取1个月的时间。宇智波鼬打心眼里感谢大蛇丸的帮助，因为这1个月的时间对他非常重要。筑基期的突破结束了，但他身体的变化并没有停止。武灵俱全后，自然能量在经脉内重新融合，融合过程十分缓慢，明显在孕育着某种力量。受到自然能量的变化影响，身体细胞中的查克拉也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丹田在变化，子府也在变化，5大星形都在变化。宇智波鼬确实是迫切需要一段时间，静待所有的融合、孕育和变化完成。另外，他心中还牵挂着2件事。首先是汤之国的邪神，宇智波鼬已经从邪神身上得到了好处，在没有觉醒万花筒写轮眼的情况下，提前触摸到了须佐能乎的力量，这证明邪神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和宇智波家族的终极力量有关系，他不可能视而不见。在回木叶村之前，他一定要再次尝试接触邪神，最好能够找到随时随地接触邪神的办法。另一个宇智波鼬记挂的就是久保田村的天坑，他自己打出来的那个大洞连通到了一个巨大且复杂的地下洞穴，当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但后来他总是能够想起来这个洞穴，而且越想就越是觉得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宇智波鼬的直觉反而越发强烈的认定那个地下洞穴有大秘密。当他确定地下洞穴可疑的时候，是真的把自己吓了一跳。说实话，这可真不是小事。宇智波鼬从修仙以来，能够一路修炼活到今天，全靠身体爽感和痛感的判断，还有直觉的指引。他直觉的准确度和敏锐度都是经过重重考验的，但凡有一次错误，他就很难活到今天。但是他如此依赖的直觉，在那个巨大的地下洞穴中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反而是在离开1个月后才开始给予反馈，并且随着离开的时间越来越长，直觉就愈发的强烈。宇智波鼬确定自己的直觉没有问题，而是地底洞穴有问题，那里有能够压制他的直觉的力量。他必须再下去一趟，把洞穴的里里外外都探个明白。这2件事必须得在回村之前解决，不然总是记挂着在心里会让人难受，时间长了要是变成执念，那就不好了。当然还有最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虎部队的权力交接。但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虎部队的内部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同样也有不同的争执和争端。当宇智波鼬在的时候，虎部队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因为是他创建了学习会，指导这些底层的宇智波开眼，带给他们无限的希望。在这些宇智波被派遣到汤之国，面对克制他们的雾隐忍者不做所措，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还是宇智波鼬将他们组织成虎部队。宇智波鼬带着他们所向披靡，在战场上无往不利，遇神杀神，见鬼杀鬼，创造史无前例的战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派遣到宇智国的学习会成员在战败中几乎全灭，最终竟然只有1人活着回到了木叶村。两边如此极端的对比，让宇智波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威望，在虎部队中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但在宇智波鼬之下，所谓的2号人物宇智波重信根本压不住宇智波和司、宇智波中道、宇智波宽仁这3个。在他们4个下面，分队队长级别也是各有团体，甚至连小队队长们也是各自抱团。这些小团队之间颇有矛盾。别看虎部队还不到300人，但内部矛盾还是很复杂的。宇智波鼬在，能够压住所有人，能够带着所有人获得巨大的利益，自然的将所有宇智波团结在自己的麾下，表现得形如一人。但他离开后，没有人能够获得所有人的认同，矛盾就会显现，战斗力理所当然的下降，对外获取的利益自然减少，然后矛盾进一步爆发。为了避免虎部队进入这种恶性螺旋，宇智波鼬需要做出特别的安排。宇智波鼬对虎部队的设想是内部拆分，以3个中队为主干，各自独立，并将非战斗部队组成事务性团队，居中调节3个中队之间的矛盾。争论是不存在的，宇智波鼬决定的事情，在虎部队内部没有人能够拒绝，甚至没有人会想拒绝。遵循我兔的传统，宇智波鼬没有隐瞒他的意图，甚至将所有思考都告知了3位中队长以及宇智波和司，让他们能够充分了解未来的困难，各自能够采取的动作，以及在矛盾中争斗的极限范围。宇智波鼬说没有人能够替代他的时候，所有人都沉默的点头认同。之后的一连串逻辑推论，所有人也都认同了。但是他们难以理解，虽然不会有一个公认的领袖了，那为什么要3分呢？而且宇智波和司这样完全不掌握武力的存在，又是为什么？宇智波鼬随手从地面拉起一块岩石，像泥巴一样捏成了3足鼎，硬化后随手丢在地上。他指着稳稳站立的3足鼎说道：“这就是3足鼎立，3方对抗是权力结构中最稳定的方式。”宇智波鼬不断的改变3足鼎的3条腿长度，结果这个鼎摇摇晃晃的，却一直能够稳稳的立在地面上。你们看到了，3足结构对腿的长短变化的容忍度极高。你们3个就像是鼎的3条腿，其中一个太强，会逼迫另外2个联手对抗。就算是最强者的力量超过另外2个的力量总和，也不会轻易的放倒鼎。宇智波重信问道：“那和司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宇智波鼬从地面拉起3根2头尖尖的时针，又拿出一根绳子，说道：“这3个铅本就是3个中队，你看他们能够立得住吗？”
所有人都摇了摇头，三根棍子又不是一个整体的，彼此之间无法借力，自然是立不起来的。宇智波鼬举起绳子说：“这就是宇智波和斯了，他和所有人都能处得来，和所有人都没有尖锐的矛盾，而且性格灵活，身段柔软，所以他能像绳子一样将三根铅本绑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结构。”宇智波鼬用还是女儿国姿将三根石针绑在一起，变成了稳定的三脚架。宇智波和斯恍然大悟，他问道：“鼬大哥，我明白了，您就像是三足之上的鼎，厚实稳重，能够牢牢地固定三足。您不在了，我就只能将三足连接在一起，也能维持平衡。”宇智波鼬赞许地点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对，所以你要足够的柔软，又要有足够的坚持，才能将它们维系成一个整体。”宇智波重信、宇智波中道和宇智波宽仁三个面面相觑，相对无言。宇智波重信问道：“鼬大哥，如果我们想要变回三足鼎，如何才能做到呢？”宇智波鼬想了想，回答道：“两个办法。第一，有一个新的能够征服你们4个人的新领袖，以他为中心，虎部队就能重铸为鼎。第二，出现一场大危机，你们4个精诚合作，付出巨大的代价，坚持到胜利。虎部队血与火中铸造坚不可摧的集体意识，所有宇智波成员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以虎部队这个集体的身份认同，铸造出一口新的鼎。”听到第二个办法，4个宇智波人都麻了，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宇智波，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集体认同。宇智波鼬看着他们的傻样，心中颇为失望，但面上却是哈哈大笑，说道：“我们还是期待第一个条件出现吧。”何斯立刻点头赞同：“对，出现一个新的领袖还是比较可能的。”宇智波中道不甘心地问道：“鼬大哥，您就一定要离开吗？就不能留下来一直带领我们吗？”宇智波宽仁也是非常认真地说道：“是啊，明明鼬大哥只要不离开，就什么事都没有的。”宇智波鼬笑着说道：“弟弟们，事情不可能是我们想怎样就怎样的。我们不过是木叶村内宇智波家族中一小部分忍者。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诫过你们，不能像家族的笨蛋们一样，将自己看得太重。作为木叶村的最高掌控者，3代火影如果调不动我的话，木叶村就完蛋了。木叶村完蛋了，宇智波家族能够在这个忍村时代独存吗？宇智波家族垮了，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又将何去何从呢？”宇智波鼬的一番话将所有人都说得哑口无言，但宇智波重信还是不服气地说道：“我们是虎部队，我们能够消灭3000雾影忍者，我们对村子的贡献如此巨大，面对村子和火影的不公，为什么我们只能闭上嘴，让自己受委屈？”重信的这个问题让宇智波鼬深感欣慰，他这一句话表达的认知水平很高，远比鼻之水、8代、鼬，甚至4方长老、副月族长有水平的多。重信没有纠结3代火影为什么会不公正地对待自己，而是质疑为什么自己要受委屈。他的认知中最大的亮点就是自主，没有将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他人身上，而是立足于自己该怎么做。哈哈，问得好啊！把所有的表象抛开，我们就是因为力量不够强大，所以才会受委屈。弟弟们，我要求大家闭上嘴巴，所有人都努力训练，战斗中奋力杀敌，一步一步地提升自己的力量。总有一天，我们将会足够的强大，没人能够不公地对待我们。请注意，我们的力量强大不仅仅是硬实力强大，更是软实力的强大，就是让木叶村所有的人都相信，我们的力量比3代火影的力量更强。明白了吗？看到4个人一起摇头，宇智波鼬哈哈大笑，不明白就记在心里，慢慢的你们就能明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解散吧。是。三轮雅士看着4个宇智波离开，这才跳到铲屎官的肩膀上，他问道：“鼬，我们现在出发喵？”宇智波鼬点点头，说道：“走，我们去找邪神玩。”留下一个影分身应付日常，宇智波鼬和三轮雅士悄然返回汤之国，对死灰复燃的邪教展开清剿，尝试着寻找邪神的痕迹。汤之国的邪教千万，但真有邪神撑腰的却是凤毛麟角。宇智波鼬在1周的时间内横扫半个汤之国，扫荡了数十个邪教组织，却连邪神的一根毛都没有找到。宇智波鼬再次扫平了一家邪教，抓住了教主，彻底催眠，将他小时候尿床的秘密都榨干了之后，遗憾地掐断了他的脖颈。三轮雅士打了个大大的哈欠，问道：“又扑空了喵？”宇智波鼬失望地叹气道：“又是个纯粹装神弄鬼的，看来我们这样找是不行的。”我也觉得是不行喵，真正的邪神似乎都很谨慎，就像我们上次找到的那一家，确实是他们自己撞到咱们手里的。三轮雅士疑惑地说道：“我觉得邪神怎么像被猫盯上的老鼠一样，一个个都藏得死死的。”宇智波鼬猜测道：“有可能是他们在躲避6道仙人的捕猎。”6道仙人？你说6道仙人还活着喵？在净土活得好好的。哟，你是怎么知道的？秘密不能说。那你是怎么认为邪神在躲避6道仙人喵？我从须佐能乎的本源猜的。喵。须佐能乎是寄宿在万花筒血轮眼中的究极力量，将巨大的查克拉实体化后形成的魁梧的战神进行战斗，攻防一体的终极瞳术。宇智波鼬认真地说道：“但我发现须佐能乎的形象和力量本质却是从一个神秘的源头映射出来的，而且这个源头给我的感觉和上次遭遇的神代给我的感觉类似，但也有不同。不同点在于邪神是活的，而须佐能乎的源头是死的。我怀疑血轮眼的终极力量很可能是以神明的尸体为模板，以查克拉和瞳力转写出来的神力之躯。如果我的猜测是真的，那么须佐能乎被称之为神之力就不是夸张的修辞，而是在描述一个事实。”三轮雅士呆呆地说道：“可是这都是你的猜测喵？”宇智波鼬说道：“是啊，我这么努力的寻找神，就是为了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证实。如果真的能够证实，我想为自己打造完全受控的、独属于我个人的神之力源头。这么强大的力量，
我不希望和别人分享。三轮雅士疑惑地问道：哟，你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打造喵？宇智波鼬神色坚定地回答道：因为第一个拥有血轮眼的就是六道仙人，他还没有死呢，我无法保证须佐能乎中没有他留下的后门。如果有一天我和这位祖先利益发生了冲突，会不会出现我的须佐能乎却要杀我的事呢？狸花猫完全无法理解这等狗道思维，忍不住说道：哟，你这么想会不会小心过头了喵？宇智波鼬认真地反驳道：梨花将，这不叫小心过头，这叫目光远大。三轮雅士认输了，他转移话题问道：说不过你喵，但现在怎么办喵？宇智波鼬站起来拍打着灰尘说道：我打算去幻金所看看能不能从地下任务中找到线索，实在不行干脆出钱购买情报。作为活动在暗中的流浪忍者和叛人，他们最有可能和真正的邪教有交集。宇智波鼬自然不会用真实面容进入幻金所，他先是操纵肌肉扭曲了面部形象，变成一个满脸横肉的狠人，然后用变身术变成一个面容普通的中年男子，最后再用斗笠和面罩遮掩容貌。经过全副武装的装扮，宇智波鼬将三轮雅士塞进怀里，然后放心大胆地进入了伪装成赌场的幻金所。幻金所其实就是地下忍者行会，是贵族们绕过忍村购买武力的渠道，养活了许多叛人和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幻金所渐渐摆脱了贵族的控制，汇聚了庞大的资金流和强大的自由忍者，甚至连岩隐村都在幻金所雇佣忍者，辅助自己的忍者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因此，幻金所日渐兴盛，甚至出现了从黑道平台向半公开的共享平台发展的趋势。当宇智波鼬进入幻金所内，里面拥挤的人群和嘈杂的声音都让他小吃一惊。没想到幻金所这么热闹喵，我也没有想到，但还挺合理的。忍界大战期间，五大忍村的忍者大部分都投入了战争，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力，让出了巨大的任务市场。可这些任务的需求不可能自动消失，也只能流向幻金所，雇佣平时看不上的小忍村忍者和流浪忍者了。就在宇智波鼬查阅任务详情，仔细寻找邪神线索的时候，三轮雅士突然用小爪子挠了他。哟，快看啊，有你的悬赏任务喵！宇智波鼬的好奇心瞬间拉满，他慢慢抬起头来，顺着狸花猫的指引看了过去，果然看到了自己的悬赏任务。悬赏任务的描述居然很准确，姓名宇智波鼬，绰号焚尸者，身份木叶上人，擅长火遁忍术、体术和幻术，备注拥有三勾玉血轮眼，善于指挥忍者部队，赏金70万两。宇智波鼬将最后一条信息反复看了几遍，甚至用手指数了数几个零，最终确认确实是70万两。三轮雅士惊讶地在心灵中说道：才70万两喵，这也太低了吧！钱不钱的宇智波鼬并不在乎，关键是他的悬赏价格居然只有阿斯玛的1/50，这是看不起谁呢？宇智波鼬感觉自己遭到了羞辱，是谁这么没有眼力见，居然用这么点钱就想要自己的命？好吧，只能是雾隐村的4代水影，他究竟是眼瞎还是故意埋汰自己呢？宇智波鼬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好在有重重伪装的掩护，没有人能够看到他铁青色的脸。他默不作声地翻过了这一页，然后继续查看新的任务详情。幻金所不愧是地下情报集散地，很快宇智波鼬就找到了许多和邪教有关的任务，基本上都是掳掠人口时绑到了贵族或富豪家里的人。这些任务描述中都有比较详细的邪教信息，甚至能有具体的地点、重要人物的名字和照片，这就大大的方便了宇智波鼬排查，尤其是那些照片的价值最大。这些照片可不是照相机拍摄的，而是通过忍术复刻的影像，能够极为传神地传递出非常多的信息。对于直面过一次邪神的宇智波鼬来说，他能够从照片中直接看到神力渗透的特征，据此他就能直接判断这个人是否和神明有过接触，尤其是那些被神明直接附身过的家伙，更是如同面缸里的煤块一样显眼。仅仅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宇智波鼬就从任务详情中锁定了3个目标，都是确凿的直接接触过神力的邪教徒。这3个邪教徒相关的任务都不是新任务，其中还有一个任务发布的时间是3个月前。这么长的时间，肯定不止一个忍者领取过任务，但他们没有能够完成任务，能够在忍者手下逃生，却又没有引起任务升级，想必是让忍者们认为任务失败是因为运气不好。当然，忍界这些孱弱的神其实很垃圾，他们不可能拥有命运或幸运的力量，6道仙人也不可能击败如此高阶的神，但是能够伪装成运气，也是需要非常强大的信息收集能力以及极端精密的细节操作，这显然是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畴哟，似乎也能作为一个神明之力存在的佐证。宇智波鼬打算再接再厉，将所有的任务都刷一遍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张刚刚新增的悬赏任务，任务目标竟然是4代水影钩举史仓，而这个价格竟然是1亿。钩举史仓就算是有了水影的名头加成，他也不能超过自己这么多，这可是足足100多倍啊！而且谁会悬赏一位影呢？现在和雾隐村直接为敌的只有2家，云隐村和木叶村，也只有他们才有底气直接悬赏水影，而不担心遭到雾隐忍者的报复。但是云隐村也是苦哈哈的，3代雷影只要挣点钱就会用到忍术研究、忍具研究和忍者培养上，他不可能把1亿两用在悬赏上，所以只能是木叶村了。而能够做出这么不要脸却又毫无意义事情的人，也只有志村团藏这个笨蛋。志村团藏究竟是多么看不起木叶忍者和雾隐忍者，他居然指望叛人浪人们能够干掉水影，脑子真是烧坏了。宇智波鼬的心情糟糕透顶，1亿两啊，就这么白白浪费了，为什么不给我呢？志村团藏你就是存在，根部也好啊，回头我就去把他抢走。虽然根部还是损失了这么多钱，但
但这钱还是在木叶忍者的手里，不管怎么说也是肉烂在锅里。宇智波优再也无心刷情报了，他直接接下了确认的3个 C 级任务，索要了任务情报的副本后，便离开了幻金所。宇智波优没有使用忍术快速离开，而是以正常的步速走出了赌场。当他离开相对繁华小镇，进入无人的荒野时，4个蒙面的忍者包围了上来。真是的，我居然也会撞上这么无聊的桥段。4名忍者穿着最普通的忍者服，没有佩戴护额，证明他们不是叛人。他们没有防护的马甲，也没有专用的忍具包，数量不多的手里剑、铅本和苦无都直接插在腰带上。尽管在手肘、手腕、脚踝、膝盖都缠着绷带，但肩膀、下摆、屁股等无法遮挡的部位，依然能够看到破损的痕迹。这4个忍者落魄的样子怎么都遮掩不住，几乎将穷字写在了脸上。但他们的动作却简洁老练，伏击时的战术动作和包围时的距离把控都十分的到位，绝对是流浪忍者中的老手。其中领头的忍者开口说道：“这位朋友，如果不想被我们围攻的话，你就亮个相吧，我们也不是滥杀无辜的恶徒。”对于这个忍者的话，宇智波优是一个字都不信。虽然4名忍者满身都是穷逼的味道，但每个人都是满身的杀气，眼睛注视的位置不离宇智波优的要害，他们的目光中全然都是冷漠与残忍，与此同时还充满了对鲜血的渴望。这样的眼神在过去的大半年中，宇智波优从许多雾隐忍者眼中看到过，尤其是在双方厮杀到了最后时刻，战场上布满尸体，血腥味刺鼻到让人头昏脑胀时，雾隐忍者几乎全都是这样的眼神。宇智波优看到他们的第一眼就知道，这帮家伙全部都是嗜杀成性的混蛋，没有一个是无辜的。既然是忍界中的渣渣，他也就不把他们当人看，浑不在意的就决定干掉他们。而且宇智波优要掉的并不是这4个忍者，他无惊无喜，按照马甲的人设平淡的说了一个字：滚。没有任何废话，4名忍者拿出了手里剑、铅本就要攻击宇智波优，但他们的速度显然是太慢了。就在他们的手刚刚摸到腰间，宇智波优就已经伸出右手，手心向上翻开，一团金色的雷球浮现。仙法雷灵掌心雷，伴随着晴天霹雳的炸响，4名忍者的手拿着投掷武器，还没有能够举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被4道闪电击中。强大的电流精准地攻击了他们的心脏，闪电的威力没有丝毫浪费，精准地将心脏炸得粉碎。心脏粉碎带来的死亡极快，通常10几秒人就会彻底死亡，但更快带来死亡的还是破碎心脏后残余的电流。这些电流以心脏为中心，顺着血管和神经扩散。在 0.01 秒时，微弱的电流率先顺着神经抵达大脑，直接麻痹了大脑，但随着神经线断裂，无法对大脑造成更强的伤害。在 0.15 秒时，电流的主力顺着血管抵达大脑，强烈的电流在大脑里乱窜，撕裂了每一个脑神经的树突。在 0.21 秒时，脑死亡。4名忍者死得毫无痛苦，他们的动作甚至都定格在死亡的瞬间，他们的表情保持着发动攻击时的凶狠模样，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攻击了。杀了4个连下忍都算不上的穷逼流浪忍者，宇智波优将目光投向了附近的一棵大树，冷冷地说道：“出来，否则杀了你。”宇智波优离开幻金所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一股极为怪异的气息正在跟着他。这股气息充满了自然的味道，但却不是生机勃勃的自然，而是衰败死亡却死而不僵的变异自然，就像被真菌寄生的僵尸蝉。这个味道并不陌生，他曾经凭借全知心眼近距离感受过，是属于白绝的独特味道，但又有点不太一样。一棵黑白相间的怪草从大树的根部长了出来，怪草中间则是黑白分明的怪人。感觉没错，果然是白绝，但没想到黑绝也在。可惜了，这样子就不好猎杀白绝了。黑绝首先开口道：“据我所知，忍界从来没有你这个忍者，你的力量似乎也不属于查克拉的范畴。你是谁？”宇智波优右手握拳，一把捏碎了金色的雷球，冷漠地说道：“我的名字已经遗忘了，但是你可以叫我雷神。”碎裂的雷球变成数不清的金色电花，在空气中四处蔓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与宇智波优冷漠的话语相互影响，产生了莫大的威压。抬起头来，被雷灵自然能量渲染成金色的眼睛，透过斗笠的阴影，死死地盯住了黑绝。那么，你是谁？黑绝的神色变得无比严肃阴沉，他从这个自称雷神的神秘人身上感受不到丝毫的查克拉波动，这让他无法判断对方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最关键的是，他还感受到了神性，就是那些活跃在汤之国邪教背后的神的特性。难道他真的是神？不是不可能啊！黑绝暗暗地思索，那些被大筒木雨衣赶尽杀绝的神，确实是完全不用查克拉，而是使用自然能量和信仰之力。眼前这个神秘人确实很像所谓的神。黑绝思考的东西很多，但他的念头极快，眨眼间就完成了思考，毫无违和的开口回答道：“我是忍界修罗宇智波斑的意志。”宇智波斑，宇智波家族最强的忍者，他还活着？这狗日的还挺能装，就算不在宇智波斑面前，也能装得惟妙惟肖，难怪能够在1000年内搅和出不小的风浪。至少这演员的修养可以说是完美的。斑大人当然活着，他的力量岂是忍者能够揣测的？宇智波优表现得对此毫无兴趣，再次问道：“你跟着我是想做什么？”黑绝立刻说道：“斑大人希望邀请您加入他的伟大计划。”没兴趣。宇智波优低下头，斗笠再次遮挡住了他的眼睛。不要再跟着我了，否则杀了你。说完，他就一步一步地继续前进了。黑绝闭上了嘴，不再尝试劝说，也没有追上去的动作，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宇智波优离开了。拉人入伙这种事是要讲究条件的，要么是被劝说者非常感兴趣，主动地加入进来，要么就是劝说者拳头够大，有理有据，物理地说服了对方。
黑爵是大筒木辉夜直接创造的第三子，力量的层级是极高的，但力量的总量却是极低的。他没有能力说服一个疑似复苏神明的家伙。直到宇智波鼬彻底消失在视野中，黑爵才从白爵身上离开，然后悄然地融入黑暗之中。被放开的白爵却向宇智波鼬离开的方向追了上去。朗朗乾坤，晴空霹雳，一道闪电从虚空中诞生，蜿蜒向下，神奇地进入一个巨大的空洞之中。轰隆一声巨响后，烟尘、碎石、火焰、电火花，还有浓浓的水蒸气，如同火山喷发般的从空洞向上喷发。这时宇智波鼬正在攻打第三个邪教，也是三家中最大的一家。邪教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地下洞穴作为容身的巢穴和祭祀的殿堂，将邪教的特征抓得死死的。宇智波鼬连续破灭了2个邪教，对方背后的神却都做了缩头乌龟，第一时间就切断了联系，榨干教主的精气神，溜之大吉了。这也不能怪人家邪神，面对挥手就是雷霆，顿足便是闪电的敌人，邪神本来就害怕闪电的，他们有几个胆子敢和能够操控闪电的敌人对抗？更何况宇智波鼬顶着雷神马甲，他深刻地理解了雷神的本质，自始至终散发着神性的气息。在虚弱的邪神们看来，宇智波鼬的架势怎么看都是自己的同类，但却是那种找上门来捕猎的天敌。战斗个腿！老鼠遇到前来掏洞的梨花猫时，第一反应当然是从后面溜掉。只有最强壮的老鼠，而且是被堵到绝路跑不掉的情况下，老鼠才会向猫咪发起反击。所以宇智波鼬连续2次行动都扑了个空，连邪神的毛都没有捞到。在连续失败后，他也咂摸出来点味道，不再刻意的伪装神性的气质，并且更多的调用了查克拉的力量，反过来将自然能量隐藏起来。第3次突袭邪教，也是最大最强的邪教时，宇智波鼬更是刻意的压制了自己的力量，打的是拖泥带水，进展缓慢。这样一来，在邪神眼中的宇智波鼬就没有什么危险，而且怎么看都觉得这人很像。首先是作为忍者，他展现的实力真不怎么样，面对一帮普通的人类拼命反扑，居然就打得有点艰难，明显是连下忍都不合格。然后作为一个人，他表现出来的精神丰沛而发散，就像一盘粒粒金黄的蛋炒饭，喷香可口还不硌牙。按说邪神不至于被这么简单的陷阱欺骗，但他太饿了，太虚弱了，为了躲避敌人离得也太远了，信息收集是有大问题的。这些神格的老远看到的陷阱就不是简单不简单，而是只能模模糊糊的看到有这么个好吃不硬的食物。只能说在忍界，情报果然是战斗的第一要素。这些神为了躲避敌人，把触手藏得严严实实，结果反倒害了自己。于是邪教头目受到了邪神力量的灌注，异化成为一只4米高的河童，就是要将宇智波鼬一把拿下。力量灌注到这种程度，对于宇智波鼬来说就足够了。既然神递上了自己的尾巴，那就要顺着尾巴抓住他的本体。而神也终于看清了，原来模模糊糊看起来特别诱人的食物，居然是见鬼了的天敌。他自然是立马要断尾求生，但哪里还来得及？宇智波鼬的精神力表现的涣散，其实是在聚拢自然中的雷灵自然能量。看到神露出破绽，他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攻击。仙法雷灵五雷轰顶，晴空霹雳炸响，连环闪电并发，巨大河童当场就被打成了焦炭，而神的力量也被闪电打散，一时间难以回收。宇智波鼬感慨道：终于抓住你的尾巴了。紧接着就是最初的连环闪电，将整个邪教的教徒杀了个精光。这些恶徒在耀眼的雷霆中化作片片飞灰，最后只剩下一变成河童的怪物。宇智波鼬斩断了河童怪的4肢，将它种在大坑里，然后才触摸着和同光飘的脑袋，进入了他的心灵世界。和上次的怪物类似，依然是个残破的心灵世界，但不同的是，占据世界的神没有杀死宿主，探进世界的脑袋也被雷霆打碎了，正在艰难的重新聚合中。神的躯体大部分还在世界之外，他也不只是一个脑袋。看到了人形的宇智波鼬后，神大惊失色，哆哆嗦嗦地问道：你是谁？宇智波鼬心思电转，立刻反问道：你也不是死神，你是谁？神显然是为之一愣，他依然保持自由的3个脑袋，神色古怪，接力般的回答道：死神已经死了，死神没有死透，他的灵魂被夺走了，死神神格碎了，死神现在有许多，他与死亡完全融合了。3个脑袋相互交错，缺乏逻辑的描述性话语，听得宇智波鼬一阵头疼。费劲的理清了这些话语间的逻辑，宇智波鼬再次问道：你是谁？吾乃东流君，一切溪流河川之神。河神，你居然敢自称一切流水之神，真是不知死活。吾非一河之神，吾乃百川河神的聚合，自然是一切流水之神。宇智波鼬眼睛瞪大了，这居然是一只缝合怪之神，是忍界诸多河神聚合在一起后，借助神明的权柄融合为一体，抵御消亡的危机。他深深的感慨自己的运气爆棚，仅仅经历2次失败就能撞到如此完美的猎物，真是太幸运了。宇智波鼬大张旗鼓的寻找神明，是因为他在和神第1次亲密接触后，经过4个多月的仔细研究，对神明有了初步的了解。眼前这个神明能够沟通，宇智波鼬就不愿意立刻动手捕猎，而是通过对话获取更多的信息。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神非常健谈，喋喋不休地说出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情报，听得宇智波鼬欣喜万分。原来神是从人类的信仰中诞生的，当人类群体产生共同的需求时，聚合到一起的精神之力就是信仰。信仰之力很微弱，但饱含欲望的精神力与自然能量融合，最终的产物就是可以思考的自然能量生命，也就是神。他们才是忍界本土土著，曾经的土著。但随着大筒木一族的入侵，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只能栖身神龛的弱小神明，以及黄鼠狼野猪之流以自身为神体的妖神，面对大筒木毫无抵抗之力。
曾经号称800万神的繁荣神道被覆灭，死去的神明不计其数。就算是强大的概念神，同样也不是大统木一族的对手，被打得落花流水，只能折服。后来忍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属于大统木一族特殊力量的查克拉扩散到忍界，不但替代自然能量成为统治性的超凡力量，更是彻底的渗入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作为纯粹的自然能量产物，神无法吸收和利用查克拉，哪怕是混合了一丝查克拉的自然能量，对于神明来说都是剧毒。他们就像是蓝藻出现后的古老厌氧菌，被新时代无处不在的氧气毒死了。查克拉严重阻碍了神和自然能量的联系，为了生存，神明只能加大对信仰的所求，抽取过甚导致信徒崩溃，最终彻底的衰落下去。随着查克拉被6道仙人传播开来，查克拉一天天的反过来占据了优势地位，更是逼得神走投无路。于是神明展开了疯狂的自救，有些神什么都来不及做，就被查克拉毒死，彻底陨落，消失得干干净净。有的神明高傲无比，冲着大统木一族发动绝地反击，被悉数斩杀，尸体更是做成了各种神器和尾兽。尾兽？你说尾兽是神的尸体做的？是，吾见过9尾，吾能从他的查克拉中嗅到玉藻前的味道，其他的尾兽应该也差不多。原来如此，竟然如此，果然如此。宇智波鼬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原来6道仙人的档次没有自己想象的高，真是可喜可贺呀。6道仙人的事迹中最让人恐惧的可不是地爆天星创造月亮，而是将10尾拆解制造了9只尾兽。这可是创造生命，是执掌造化权柄的大神通。只要回想一下神话中都有谁掌握这个权柄，宇智波鼬就忍不住心生恐惧。只有造人的女娲大神和创造轮回的后土大神，这是何等伟大的存在。但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6道仙人做的并不是创造生命，而是将10尾的力量嫁接到神明的尸体上。虽然还是很吓人，但不再是不能挑战的存在了。就在宇智波鼬凝神思考的时候，河神碎裂的脑袋悄悄拼接了起来，悄无声息地靠近过来，而另外3个脑袋一边讲述着神的秘密，一边悄悄地伸长了脖子接近了心灵世界。河神趁着宇智波鼬闭目沉思的时候，突然发动了攻击。哈哈哈哈，去死吧，成为我的食物吧！世界内脑袋的下巴弹出，如同水叉一样攻击宇智波鼬。世界外的3个脑袋撞碎了世界屏障，分左中右3路向宇智波鼬冲了过来。4个脑袋4种不同的攻击手段，几乎同时命中了宇智波鼬。然而所有的攻击都被一道透明的屏障挡了下来。宇智波鼬抬起头来，看着眼前4个不同风格的脑袋，有蜻蜓幼虫水叉的下巴，有水蛭的绞盘圆嘴，有食人鱼的满口锯齿，有螃蟹的粉碎口气。他失望地说道，在心灵世界居然用昆虫、鱼类、螃蟹原始方式发动攻击，这就是神明，真是一点想象力都没有，活该你们灭亡。宇智波鼬说着，身体就开始发光，突然间膨胀到难以形容的高度，他的外形正在急速地发生变化。随着光芒熄灭，一个灵活技巧的伟岸身影出现在河神面前。他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称，一双怪眼似明星，两耳过尖察又硬。心形、心猿、齐天大圣，嘻嘻嘻，这才是心灵之战该有的样子。吃俺老孙一棍！懵逼的河神呆呆傻傻的昂起脖子，一动不动的看着敌人举起擎天巨柱，携风带雷的滚滚而下，宛如天青一样的砸在他的身上。轰隆！一变成河童的怪物心灵世界在这无法描述。恐怖一击下，和河神一起化作无数的碎片崩灭了。仅仅发动一击就让宇智波鼬疲惫若死，再也无法维持心形的存在。齐天大圣连真面目都没有能够展示一下，就化作无数的金光回归到了宇智波鼬的身体中。心灵世界崩灭，河童怪物就开始了走上死亡的程序，但神明被打碎，却走上了自动复活的程序。宇智波鼬趁机展开捕捉，只需要抓住最核心几个结构，将它们拼接在一起，神明的灵体就如同万鸟归巢一样，向着宇智波鼬构建的封印蜂拥而来。就在心灵世界崩灭的最后一瞬间，宇智波鼬带着已经成型的神明回归了自己的子府。在自己的地盘，宇智波鼬的心灵之力爆棚，在他的意志驱动下，重重封印化作一口浅浅的白瓷水盆，以及一盆清澈透明的纯水。此时，水盆中有一条4手6尾2前的小怪物，正在惶恐地沿着水盆边缘一圈一圈的急速游动，似乎在寻找无尽迷宫的出口。子府世界经过几天的时间演变，已经没有了一丝一毫的空地，所有的土地和水域都有了主人。明明是先来的洞洞章鱼小克，如今只能辛苦地替圣坤打理身体，才能换取北海的居留权。可小克的存在引起了星形之间的不满，其他星形似乎都想要获得属于自己的羽翼。所以河神作为第2个心灵活物来到子府世界后，就引起了星形的觊觎。原本完成封印就要离去的宇智波鼬看到了皮珠虎视眈眈的眼神，以及其他几位星形的关注的目光，就知道情况不对了。他将水盆托在手中，准备给河神找一个临时的安全放置点。这可是好不容易捕捉到的神，而且还是最符合需求的多个神明，缝合怪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左右观察之后，宇智波鼬无奈地摇摇头，子府大地上已经没有空间了。于是他10步登高，凭空向着天空走去。随着宇智波鼬的步伐渐渐升高，朵朵白云聚集在他的脚下，渐渐笼罩了好大一片天空，就像一片白茫茫的雪地。根据宇智波鼬的期望，白云轻盈地漂浮在天上，却又能够承载食物，成为5大星形不能触及的区域。他将水盆轻轻地放在白云之上，随后便离开了子府，返回现实世界。就在宇智波鼬睁开眼睛的一瞬间，他全身爆发出无数的电弧，一道道闪电猛烈地击打在地面上，海量的电荷瞬间布满了大地。一只白绝被电荷打得嗷嗷惨叫，
全身抽搐着从地下被挤了出来，被宇智波鼬一把掐住了脖颈。他冷冷地说道：“我说过，再敢跟着，就杀了你。”宇智波鼬手指轻轻用力，咔吧一声折断了白绝的脖子，接着更是一道闪电闪耀，将白绝炸得粉碎，这才将冒着黑烟的白绝残躯丢下。在丢弃动作掩护下，在无人可见的角度，宇智波鼬的大拇指插入白绝的后脖颈中，悄无声息地刻印下了飞雷神印记。在他离开后2个小时，满地散落的白绝肉块开始蠕动，缓缓地相互靠近，结合成更大的肉块。经过整整1夜的努力，一个破破烂烂的白绝复活了过来。他睁开眼睛的第一时间就神经质地高喊：“疼死了，疼死了！啊，这个感觉好爽！”黑绝不知不觉从地下浮现出来，悄无声息地覆盖在白绝的身体上，读取了他的记忆。半晌之后，黑绝啧啧称道：“居然真是猎杀邪神！难道他真是复苏的神明？神也是大筒木羽翼的敌人，应该是有机会将他拉进无限阅读计划。可是该怎么做呢？这个白绝快不行了。这个白绝的素质还是不错的，值得送回去保养，换新的附身吧。西西，让我把雷神出现的消息告诉宇智波斑，不能让我一个人头疼。”汤之国的一处野温泉，宇智波鼬大大方方地躺在滚烫的温泉水中，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咕嘟嘟的水泡冲击。在池子边上，三轮雅士正在享用温泉煮蛋和章鱼碎组合的沙拉。因为温泉的硫磺味渗透到了蛋白中，这种沙拉对于人类来说味道十分难忍，但对于猫仙人来说却是一种新奇刺激的独特口味，甚至有种越吃越上瘾的感觉。三轮雅士嗷呜嗷呜地吃得欢快，宇智波鼬微笑着闭目凝神，再次感应自己留下的飞雷神印记。位置移动了，那只白绝果然没有死。真的喵？毒打成那样了，居然还没有死喵？应该没有死，这可能是个非常特殊的白绝，只要跟着他的踪迹，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宇智波斑的踪迹。哟，你可想好了，真的要去找宇智波斑的麻烦喵？他可是宇智波斑喵。宇智波斑隔着3尾给了我一个狠的，害得我不得不在60%的胜率下战斗，此仇不报我怎么可能甘心？三轮雅士再次强调道，他可是宇智波斑喵。宇智波鼬眉毛一挑，掰着指头数了数年份，然后认真的说道：“没关系，宇智波斑现在应该快老死了，我打不过全盛时期的忍界修罗，我还不能欺负行将就木的宇智波斑。再说了，我可是会飞雷神之术的，就算真的打不过，难道我还不能跑吗？被我找到了，我就隔三差五的派影分身去找他麻烦。宇智波斑再厉害，我也不信他能厉害到死前还很能打。”三轮雅士开玩笑道：“那要是他真的厉害到临死都打不过呢？那我就挖他一块肉，然后绘图转生他，给他配一个最差劲的祭品，这样总能报仇了吧？”狸花猫目瞪口呆，半天才憋出来半句话：“应该可以喵。”宇智波鼬抬起头，将脸部之外的所有身体都没入水下，感慨地说道：“希望能够快点找到宇智波斑，之后我还得抓紧时间去九宝田村看看。在汤之国和水之国，我挂在心上的事也就剩下这件事，等到都处理好，我也就可以安心的回木叶村了。”三轮雅士惊讶地问道：“真的没有什么牵挂的事情了？”“确实没有了，该吃的吃了，该见的也见了。雾隐村的4代水影、辉夜尸骨脉、血之一族冰盾、鬼灯一族化水秘术都见识过了，云隐村的3代雷影、8尾人助力、AB 组合也都见识过了。可是我有件事一直没有弄明白喵。”“咦，梨花酱的事情？”宇智波鼬惊讶地坐了起来，仔细地搜索了自己的记忆，很快就找到了让三轮雅士困扰的那件事。那是他们刚到汤之国的时候，那时候三轮雅士时时刻刻都觉得压抑，仿佛有什么奇怪的东西让他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一直到宇智波鼬带着三轮雅士第一次出海，到了大海上，他才觉得不难受了。后来回到汤之国，带领宇智波们组建虎部队的时候，三轮雅士就没有那种让他不舒服的感觉了。现在重新提起这个话题，是不是说那种让猫仙人不舒服的感觉又出现了？三轮雅士毫不犹豫地点头，说道：“就是这2天喵，我又开始感觉到不舒服喵。”狸花猫用爪子挠了挠自己的耳朵，然后说道：“不过我这次的感觉很明显，没有上次那么压抑喵，感觉上。”他昂起头，挺起胸膛，骄傲地说道：“是本喵的实力增强了，对压抑感的承受力变强了喵。梨花酱真厉害！”宇智波鼬毫不吝啬地夸赞三轮雅士，猫仙人是真的很厉害。在远远地旁观了自己的突破过程后，他居然也完成了一次重大的突破，将自身仙术查克拉的调和比例从1:1改为了1:3。现在一份查克拉可以调配3份自然能量，大大的增加了三轮雅士的仙术查克拉总量。他终于有能力使用投射类的仙术，猫仙人可使用的仙术次数以及仙术种类都增加了1倍，他的实力自然是增长了许多。最重要的是，仙术查克拉的配比变更，代表着三轮雅士对于仙术的认知加深，他对仙术的认知程度提升，威力直接增加了好几倍。但是他依然能够感到压抑，就说明带来压力的源头对猫仙人还是有威胁的。宇智波鼬从温泉中站了起来，他的身边环绕着水灵自然能量，瞬间就让身体恢复了干爽。从容地穿上自己的衣服，然后将各种武器、道具、卷轴等等物品藏好，最后套上最熟悉的蓝灰色大衣。宇智波鼬活动了一下身体，确认身体状态恢复到了最佳。他开口道：“梨花酱，趁着现在有时间，我们去找一下这个让你不舒服的源头。不管他是什么，或者是什么人，我们得做到心里有数才行。”三轮雅士3口2口吞掉了最后的温泉蛋，一跃而起落到自己的专座肩膀，一边整理卫生，一边说道：“走，我变强之后，能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那种感觉的焦点位置了。我们去看看他究竟是啥。”隔了22天，
大蛇丸关于击退雾隐村4代水影的报告，历经坎坷的递交程序，终于来到了3代火影的办公桌上。袁飞日斩特意点燃一锅烟，看着难得的胜利报告，美美的享受着。他几乎是一字一句的阅读着，欣喜的笑容绽放开来，根本不在乎脸上那无法消除的褶皱。看着看着，袁飞日斩的笑容消失了。他掐灭了烟斗，认真反复阅读其中的几页，并且翻找到之前几个月的报告。这对于一切文件都亲手批改的3代火影来说，一点都不困难。很快，袁飞日斩就将4份报告并排放在一起，仔细对比看了几遍之后，他开口命令道：“通知志村团藏、水户门岩转请小春立刻来开会。”办公室的角落里突然出现一名暗部忍者，他单膝跪地，恭敬地回答道：“是，火影大人。”很快木叶 F4 就聚齐了，他们开始了闭门会议。49岁的袁飞日斩性格还是很干脆的，他没有让3个同学猜测他在想什么，而是直接将4份报告的关键点圈出来，分给他们阅读。3代火影自己站在窗户前面，再次点燃烟斗，巴巴地抽了好几口，这才控制住心情说道：“团藏，这个宇智波鼬的问题事先没有发现，事后处理粗暴又不得力，你的责任无法推卸。最重要的是，你为什么会采用杀人这么暴力的方式？不能对木叶忍者下手，是我反复强调的不可触碰的底线。你不仅仅突破底线去杀人，派遣的力量却严重不足，以至于被人反杀，任务失败你还隐瞒不报，以至于千延10日到今天彻底不可收拾了。”志村团藏非常干脆地低头认错，一切都是我的失误，请你原谅。袁飞日斩并没有就此放过，他说道：“最近这2年，根部处理各种事情的方式越来越粗暴简单，常常把事情搞砸。志村团藏，如果你只有这样的水平，我会收回赋予根部的自主权利，暗部忍者一样能够执行刺杀任务，你明白吗？”志村团藏被训的就像孙子，气得脸色通红，额头上的青筋爆起老高，但他并没有爆发，而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最终将情绪压制了下来，说道：“日斩，我会加倍注意的。”看到老同学认错态度良好，3代火影也就不以为甚的到此为止。他深吸几口烟后询问道：“都说说吧，该怎么处理宇智波鼬？这个宇智波鼬还不到19岁，居然都有称号了，焚尸者鼬这么凶狠的绰号，一听就知道不是好人。”志村团藏恶意地猜测道：“他的心灵一定非常的扭曲，不能轻易的放过他。我建议把他派遣到宇智国，在那里他的实力再强也活不了多久，只要他死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3代火影深深地叹了口气：“团藏，好好看看宇智波鼬的相关报告，他没有那么容易死的。雾隐忍者几千人围攻他带领的不足100人的虎部队，结果却是被他杀了3000多忍者。如果他在宇智国复制了这个战绩，他的声望恐怕就有齐木说茂的一半了。”水户门岩开口说道：“让他回家休息吧，只要半年不给他任务，声望什么的也就渐渐冷却了。当年我们的问题就是只想着解决问题，只要有困难就交给齐木说茂，他的压力和风险都太大了，但他把困难全都解决了之后，声望又太高了，搞得我们左右为难，不能重复当年的错误了。”3代火影连点头，赞许道：“言说的太对了，宇智波鼬是优秀的木叶忍者，是宝贵的人才，不能给这样的人才太大的压力。既然他已经在汤之国战斗了大半年，是应该让他好好休息一阵子，也让其他的忍者有机会展现天赋。”除了志村团藏，所有人都赞同这个观点。转请小春更是附和道：“还是火影说的对，让宇智波鼬回来休息吧，这是村子对他的奖励，也是非常必要的保护，不能让我们的忍者在前线过度疲惫。”志村团藏一脸的阴郁，但他也终于不再说什么了，默许了这个结果。4人凑在一起，以最高的效率开始执行命令，从书写、审批、复核、签字盖章，直到交给暗部忍者发出去，一共只用了10分钟。因为委派了专人的暗部忍者，命令在第2天就直接交给了大蛇丸，然后被他随手放到了文件堆的下面。他已经答应了宇智波鼬1个月，现在还有6天呢，不着急，不着急。宇智波鼬的教学能力实在是太强，在6天时间内还能让他给蛇部队再上3次课。尽管来上课的只是影分身，但也能给蛇部队带来非常明显的进步，而且拖延时间还能增加宇智波鼬的好感。大蛇丸如此精明的家伙，岂能放过这一石二鸟之事？宇智波鼬对大蛇丸的帮忙一无所知，他根据3轮雅士的模糊感觉，终于追踪到了一个目标。3轮雅士突然指着刚刚侧身通过的一片小树林，说道：“哟，我感觉到了，那个东西就在这里喵。”宇智波鼬停下了脚步，疑惑地问道：“梨花酱，真的能够确定吗？”梨花猫迟疑地说道：“没错，就是这里。”麻烦了呀。宇智波鼬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双手叉腰，低下头，故意不看那几个从树林中走出来的忍者，非常认真地提议道：“我说我们是路过的，你们能相信吗？”为首的少女忍者用清脆甜美的童音呵斥道：“你们在我们后面跟了这么长时间，我怎么可能相信你们？”宇智波鼬再次挣扎道：“不管信不信，咱们就当谁也没有见到过谁，可好？”少女两眼翻了个白眼，没好气地问道：“你以为自己是谁啊？凭什么会觉得我要给你面子？”宇智波鼬无奈至极，自己在忍界的名声还没有传开，也没有吃过面子果实，人家还真没有理由给面子。在忍界，面子取决于你的名声和对方的名声。自己和3轮雅士万万没有想到，追踪的目标居然是2位游牧人、2位幼旅的人柱力。尽管2位的实力在尾兽中是倒数的，金发少女也不过是一只萝莉，年龄可能都不到12岁，但人家身为2位的人柱力，能够沟通幼旅配合战斗，实力比雾隐村那个人柱力可厉害得多。2位游牧人是不折不扣的隐疾忍者，想要他给面子，对方得是闻名忍界的强大忍者才行。
如果站在这里的木叶忍者是大蛇丸、自来也或纲手的话，都不用这三位开口，金毛萝莉就会主动退却。他看向自己肩膀上的三轮雅士，问道：“我记得猫城堡和幼吕有点香火情，梨花酱你能不能劝和？”梨花猫摇了摇头说道：“不行的喵，幼吕和我们猫城堡的关系很淡喵，他最多不会攻击我，但却不会阻止人助力攻击我喵。”真是的，明明都要走了，还得给大蛇丸免费帮忙。哟，真的要打喵？不打，我们是来确认是谁让你不舒服的，又不是要来干掉他的。我懂了喵，咱们能去哪里喵？温泉街、章鱼岛和九宝田废墟。梨花酱想去哪里？温泉街没意思，大章鱼的腿还没有成熟，就去九宝田废墟喵。好。另一边，二位游牧人和幼吕也在讨论，主要是幼吕担心金毛萝莉会杀了猫仙人，那是猫城堡第一个猫仙人，千万注意喵。萝莉啰嗦的真麻烦。好了，只要他不来打我，我就不打那只猫。游牧人要用他称呼猫仙人，这是礼貌喵。幼吕，喵，你好烦哦。寄身幽火的幼吕顿时抓狂，本喵可是人见人怕的尾兽，居然会被金毛萝莉嫌弃，是怎么回事？真当他二尾爪子不锋利乎？但几秒钟后，二尾居然真的把这口气咽了回去。二尾游牧人不到6岁就成了人助力，完全是幼吕看着长大的。在多年的相处中，金毛娃娃的天真化解了二尾的戾气，成为第一个和尾兽拥有深厚感情的人类。尽管封印的技术有问题，但二尾游牧人还是成为了接近完美人助力的存在，为8尾人助力不留笔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二尾游牧人敏锐地感受到了幼吕的郁闷，赶紧好言安抚，保证自己不会对梨花猫下手的，就算是和敌人打架也会轻一点的。幼吕顿时哭笑不得，他好气又好笑地训斥道：“笨蛋，我是让你小心不要招惹强敌，而不是让你不能认真战斗的。仙人是忍界中很强大的存在，每一个仙人都非常危险，能不招惹就不要招惹。”二位游牧人问道：“那今天还要打吗？”幼吕无所谓地说道：“当然能打，这不是有我在喵。”金毛萝莉欢呼一声：“幼吕最好了！不过你还是要小心喵，猫城堡猫仙人的契约者一定是宇智波家族杰出的忍者，他的实力应该很强。”安啦安啦，我也是很厉害的啦。就在二位游牧人跃跃欲试准备攻击的时候，宇智波鼬也和三轮雅士商量好了去处，他向小萝莉摆摆手，然后发动了飞雷神之术。忍者和猫仙人突然消失，云影一方的忍者大惊，原本站在后面的2位云影忍者立刻拔出武器，直接跳到二位游牧人的身前，将他挡在自己身后，紧张的戒备。这都是3代雷影专门派来保护他的上人。作为一位人助力，二位游牧人是合格的，但他毕竟才12岁，心智和实力距离巅峰差得远。而且实战早已证明，人助力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能够造成巨大的杀伤，但自身的脆弱却无法改变，在遭到上忍偷袭的时候也是很容易出事的。3代雷影也是经过慎重的思考，这才派遣2位上忍提供保护，组成一个超强的战斗小队。这就像是坦克和步兵组合，以坦克攻坚克敌，以步兵保护坦克不受袭击。当然，随着人助力渐渐成长，二位游牧人的实力会出现爆发性增长，对尾兽查克拉的适应性增加，掌握的忍术数量增加，战斗经验也会变得丰富。等到他成年的时候，他会成为不折不扣的影级忍者，也就不需要上人的保护了。2位上人怎么都找不到敌人的踪迹，这让他们越来越紧张，以至于手心都是冷汗，不得不频繁地换手持握武器，以防止汗水造成打滑。2位游牧人一开始还不觉得有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变得非常紧张了。这只金毛萝莉和雾阴忍者战斗从来都是摧枯拉朽，只有和3代雷影的实战测试中才会体验到失败，而被3代雷影击败的前奏，往往就是3代雷影突然从他的视野中消失，因此找不到敌人，自然让小萝莉紧张万分。就在3个忍者都冷汗淋漓，紧张到不知所措的时候，幼吕突然开口道：“没事了，人已经离开了。”2位游牧人一愣，问道：“已经离开了？”幼吕确认道：“我刚刚感应到了猫仙人的气息，他现在距离我至少有数百公里的距离，他们离开时用的忍术很不简单，很可能是时空间忍术。”金毛萝莉倒吸一口凉气，但也放松了下来。当他把情报转告给2位上忍后，他们也都是惊骇之余放松下来，接着要求赶紧离开。最年长的上忍说道：“游牧人大人，如果对方是掌握时空间忍术的忍者，那么他是随时都能回来的，这里已经很不安全了。”另一位上人也附和道：“前辈说的对，我们应该立刻转移。”金毛萝莉却像是拉不下面子，强硬地反驳道：“哼，不就是个掌握了时空间忍术的忍者，有什么好怕的？”2位游牧人虽然嘴巴强硬，但是他的身体却十分老实，一步不停地跟在2位上忍的身后，迅速地转移了。只要我不想打，谁也拦不住我。宇智波鼬呵呵笑道：“飞雷神之术真是神技啊，让我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掌握绝对的主动权，哪怕是在真正的修仙世界，这个术也是所有修仙者梦寐以求的神技。”3轮雅士却很不高兴，抱怨道：“为什么幼吕会让我觉得压抑喵？以后岂不是只能躲着他走了？真让猫不开心喵。”宇智波鼬也是想不出为什么，他只能说道：“或许是相性不合吧。别担心，虽然现在是梨花酱要躲着2位，但他的实力就是这个水平了，你却还在快速的进步呢。对喵，也就是说，等我的实力超过了幼吕，就轮到他觉得压抑不舒服，该他躲着我走了喵。”梨花猫的心情顿时阴转晴，开心的想象自己在未来欺负幼吕的样子。九宝田村附近是个小小的高地，土地没有受到硫磺温泉的侵害，能够正常的耕种，因此粮食产量丰富，人口众多，是个万人大村。可惜6个月前一场大战，这个村子彻底被打成了废墟。最要命的是，村外农田遭到水遁大洪水的冲刷，肥沃的土壤被刮了个干干净净，再也不能种植庄稼。
这个村子已经彻底废了。但随着人类的退却，自然的力量迅速覆盖了回来。短短半年的时间，这里已经是草长莺飞，变成了野生动物的家园。因为回来的最快的是各种鸟类，因此久保田村成了三轮雅士最喜欢的猎场，以至于宇智波优在此设置了一个稳固的飞雷神印记。回到久保田村，三轮雅士和铲屎官打了个招呼，一溜烟就钻进了1人多高的草丛中，追逐各种各样的鸟去了。而宇智波优则来到久保田村的废墟中央，这里有一块被他清理出来的空地，地面硬化成了岩石，然后搭建了一个相当简单的棚子。因为在这里进行过很多次烧烤，所以宇智波优和三轮雅士做了几次改动，彻底变成了烧烤棚。宇智波优坐在这里，没有受到环境的影响，很自然地沉浸心灵，进入了子府新世界。他要继续研究子府，研究神，研究如何实现他的计划。宇智波优进入子府后，直接出现在高空的云层上，而这里的环境早已是面目全非。现在白云之上已经布满了连绵不绝的宫殿，在白云缭绕中若隐若现，真正的宛如仙境。而宇智波优出现的中心宫殿更是无比巍峨，仅仅是白云的基座便远高于其他宫殿的屋顶。这座宫殿建材更是奢华，以白玉为阶级，以香木为洞船，以杏木做梁柱，门扉镶嵌黄金，门扉饰以青玉，船端以碧饰，窗格为青色，殿瓦为金色，松绿灰壁带，兼以真奇玉石。清风袭来，玲珑空明的回声缭绕于耳。大殿正中高台上摆放黄金宝座和金丝木长案，这是宇智波优给自己设计的宝座。高台之下，黄金宝座前方的大殿中央陈列着2排矮座桌几，这是给未来的神仙成员准备的座位。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下定决心破釜沉舟，宇智波优都会陷入不自由的状态下，甚至连狡兔的3窟建设都会大受影响。尽管可见的未来并不舒服，但宇智波优仔细思考和对比后，确认这已经是自己的最佳未来。但是他终究不想被困在宇智波家族内，他需要打造一股前势力为自己服务，作为自己的爪牙，搜刮忍界的资源，探索忍界秘密。作为享受了木叶和宇智波家族诸多福利的宇智波忍者，宇智波优的身份是公开的，注视他的目光是很多的，不可能像掌门那样蛰伏在暗中，悄无声息地建立小组织。所以前势力的建设方式必须更大程度地依托于神秘力量，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为人知却又遍布天下。宇智波优一开始的设想是打造查克拉平台，如开发类似幻灯身之术的忍术，建立查克拉通讯服务器，制造类似电话手表的介质忍具，以迅捷的信息交流平台为基础，取代或吞并幻金锁，成为忍界最大的雇佣和情报交易平台。从此以交易平台为基础，成为隐身在世界背后的大 boss， 只要轻轻改变一个交易参数，就能毁灭一个国家。哎，这种忍界大财阀的饭，想想就让人心里美滋滋的。可惜这个计划根本无法开展，从幻灯身之术、通讯介质忍具、查克拉信息服务器等硬件开始，到建立交易平台的社会基础和人力基础，他一样都做不到。可以说平台计划尚未开始，就彻底结束了。但随着河神落手宇智波优之手，另一个计划似乎自然成型了。通过对缝合怪河神的研究和拷问，宇智波优掌握了许多神明的秘密，那些似乎不合时宜的神明力量，在他的眼中代表着无限的可能。神明能够建立信仰，通过信仰获取信仰之力，并且无视距离的与信徒进行沟通，这不就是天然的卫星通信通讯吗？神明能够设置祭祀仪式，通过仪式接受信徒的祭祀奉献，也能通过仪式赐予信徒神力奖励，这怎么看都是超时空物流系统啊！宇智波优很快就想到了全新的计划，在自己的子府世界中建立神庭，以信徒的方式招收成员，建立最隐秘的神力组织，驱使信徒为自己服务。而且建立神庭的宇智波优理所当然的就获得了神皇的身份，这逼格怎么看都完爆了查克拉平台大佬。计划通过，建设开始。于是子府的白云之上，一座神仙居所就随着宇智波优的意志迅速地建立了起来。为了表示威严和权威，他特意将各个宫殿都造得无比巨大，就像是工具灵神使用的建筑。就连黄金宝座和金丝长案也都是巨大无比，只有身高3丈以上的巨人才会觉得舒服。但下面的矮座桌几的尺寸却是正常人类的大小。当神庭成员开会的时候，巨人一样的神皇形象，哪怕是单靠体型，就能让成员们感到无尽的威严。宇智波优站在大殿的中央，看着在水缸中活泼的游来游去的河神，思考着下一个问题：该怎么获得神的技能呢？要不要直接把河神给吃了？4个脑袋的怪鱼突然一僵，立刻沉入水缸的底部，紧贴着缸底瑟瑟发抖。宇智波优摇了摇头，现在的自己不是真实的身体，河神也没有可供消化的肉体，吃也只能吃掉灵体。可经过仔细的研究，神明的力量在于灵体，可能力却根植于神魂，两者毫不相关，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吃获得能力。思前想后，再想到尾兽的出生，宇智波优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他吃掉河神没有用，但反过来让河神吃掉这座大殿，会有什么奇妙的变化呢？子府是宇智波优的一部分，但其中蕴含的神秘和力量甚至超过宇智波优的理解。河神这条鱼吞下子府的造物，他是绝对消化不了了。而消化不良的河神会因为被神殿卡死而陷入灵体完全困死的状况，到那时隐秘不可见的神魂就有可能会浮现出来。只要神魂出现，宇智波优能做的操作可就多了，比如趁机以红尘人心冲刷河神的神魂，灭掉神魂的神明就不再是生命，而是一件活着的工具，可以被宇智波优使用其能力的神器。还有一种运气最好的可能，神魂暴露时，信仰获取、信仰沟通、献祭奉献和神力赐予这些能力也随之显化，被宇智波优学习掌握，那样就不用对河神喊打喊杀了，
可以将它养在这座大殿之中，为死寂的白云城增加一点生命的活力。想到就做，宇智波鼬将河神从水缸里捞出来，下一刻就出现在神殿外侧，然后将手中的河神放大，将云上的神殿缩小。两者的体积持续变化，一直到能够将神殿投入河神的嘴巴时，宇智波鼬就这么做了，然后解除了大小变化的力量。一瞬间，河神就被撑得变成了一层薄膜，均匀地覆盖在神殿外。